纵观历史河流，一次陨星坠落，修真世界苍穹域生灵涂炭，万物生灵休养许久才恢复过来。众人建立完家园后，突然发现整个世界变了，原来的炼气筑基金丹等等修炼体系竟然全部都不管用了，转而变成了什么 LV1 剑客、LV1 召唤师之类，就悬挂在众人的头顶上。不止苍穹域上的各个小宗门，就连各圣地的大能同样也是从零起步。但是好在圣地的底蕴丰厚，远远不是各地小宗门能够比拟的。修真界传统的体修、剑修、阵修、丹修、符修、御兽修等等依旧存在，不过一部分人的头衔却发生了变化，叫什么坦克、剑士之类，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称呼。总的依旧划分为术修和法修。术修可以狂揍别人，如剑术、刀术、盾术、召唤术；法修给术修提供帮助，如丹药、符箓、阵法。灵兽、妖兽同样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级别也显露在外，还有一些新的灵兽出现。然而不变的是，许多不能修真的凡人大多依旧重操旧业，比如商贩、农夫、厨子。寻仙问道者不知凡几，即便苍穹域发生了变化，不能修炼的凡人还是占大多数。可是同样也有凡人产生异变，成为修真者的一员。因此各大圣地特此颁布命令，从今往后各下属宗门和城池有教无类，直至宗门弟子觉醒之后，各大圣地会派遣人来接收。江疏宇合上了书，深邃的目光微动，手指忍不住摩挲了下左耳的金色菱形坠子。他才穿越而来，就拜入了玄宇城的玄宇宗，3年来不论比试还是实践，名次都是第一，因此成了这一批弟子之中的首席。苍穹域的历史他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怎么看都像是游戏端的服务器跟苍穹域融合在了一起，导致数据紊乱，和其他游戏融合在了一起。只是不知道他现在所处的世界到底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个游戏世界。别人都不清楚的许多游戏规则，他早在现代就不知道接触了多少，因此学习起来完全没有压力。但也许是因为自己还没有彻底融入现在的身躯，除了家人以外，他总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的人格格不入，许多人也不愿意跟他来往。唯有一名好友孙洋洋，大哥，你怎么还在看书啊？明日就要进行唤醒仪式了，不用考试啊？孙洋洋挠挠头，走到了他的案牍旁边，盘膝而坐。江疏宇看向他，你不紧张吗？紧张，当然紧张了。我还想当个坦克，就像朱雀大陆的一个盾士一样，可以在冲锋陷阵之时大喊自己城邦的名字。哎，你别说，他大喊德玛西亚的那个片段被人用留影石记录下来，传到了御简的论坛广场上，现在还在热门榜上呢。江疏宇有些后悔问他问题了，这家伙只要打开了话匣子就口若悬河，指都指不住。他扶着额头，一边听着他的话，一边思索，最后他还是放弃了。多想无益，毕竟修真者也不过11罢了。凡9这个词不是说说而已，只是入了宗门以后几率会大一点，只能看他的运气了。若是终为凡人，但觉醒了子级凡人也不亏，日子同样能过得美滋滋。在他的理解中，没有垃圾的天赋，只有垃圾的人。只是他还要去找原主的亲姐姐，不，他的亲姐姐江疏离。次日，玄宇宗中央广场，几位镇召唤师已经布置好了阵法，阵法中央悬浮着堪比一栋大楼的紫色光球，100多位宗门弟子正襟危坐，听着宁哲宗主讲话。弟子们，经过3年的学习，关于修真者的理论知识，你们都已经学习掌握了。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也是决定你们未来的一天。我这里就不多说废话了，希望各位都能达到张玉岩名誉长老的高度，成为我们修真界的天骄栋梁。宁哲口中的张玉岩名誉长老，曾经也是玄宇宗的弟子，觉醒成了光明召唤师，目前已是高达100级的大能。宁哲经常用他的事迹来教导弟子，等觉醒出各自的天赋方向后，打副本秘境，参与各种战场，或是在郊区杀妖兽，都可以获得经验。增强实力有2种方式，积累经验值提升等级，2是熟练技能，与各种恶魔妖兽作战，为人族杀出一片生存空间。随着一道光芒冲天起，唤醒阵灵气吸收完毕，开始运转，紫色光球开始缓缓旋转起来。宁哲大手一挥，跟着我出发。他带着高3 100多位弟子前往操场，大家心中忐忑。有的人平时表现一般，结果就觉醒成了强大的修真者；有些人平时表现优异，结果也只是凡人而已。一行人来到法阵前，宁哲走上去，对着一名老者恭敬地说道：“赵前辈，今天麻烦您了。”赵前辈摇摇头，应该做的。赵前辈并没有隐藏自身实力，在场所有人都可以看到。LV65镇修大家赵青云。江疏宇略显惊讶，竟然是镇修大家，而且等级高达65级。镇修大家算是法修的罕见修真者，在修真者中并不常见。镇修在战场上非常吃香，一旦设好法阵，那块区域谁进谁死。宁哲和赵青云寒暄了几句后又走回来，他拿出一份名单，看着弟子们，下面我念到名字的弟子进入唤醒阵。诸位弟子，不论你们今日觉醒成什么样的人，都不要气馁，你们的存在都有你们的价值和意义。第一个，焦一博。焦一博应声而出，带着些许忐忑，踩着阶梯走进了半空中的唤醒阵。悬浮的紫色光球飞速运转，伴随着一道灿烂的光芒四射，焦一博觉醒结束。LV1 农夫焦一博。焦一博脸色微白，没想到自己成了农夫。焦一博成农夫了，农夫也行啊，如果以后能升成农场专家，甚至圣地神农，也是不错的天赋了。是啊，在凡人里，农夫也不错了。焦一博走下法阵后，平时要好的弟子纷纷安慰着他。董乙，被叫到名字的董乙一路小跑，衣衫猎猎，进入光球之中，同样是一片灿烂的光芒。
LV 一厨子董乙，董乙对自己的天赋很满意，太棒了！我爹就是厨子，没想到我也成了厨子，子承父业啊！一个接着一个弟子都上去进行了觉醒，大部分都成了凡人，偶尔才有几个法修的修真者。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紫色光球，宁哲的脸色变得不好看起来。赵青云站在宁哲身边，身为唤醒阵的布置者，他对觉醒情况十分清楚。今年你们的弟子一般啊。听到赵青云的话，宁哲也叹了口气。是啊，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罕见修真者。赵青云嗤笑一声，还罕见修真者？你们玄宇宗多少年没出罕见修真者了？能出个束修的修真者就不错了。宁哲无奈的笑笑，是啊，每年整个玄宇城能出的罕见修真者也就一两个，我太奢望了。徐婉，宁哲又叫了一个名字。徐婉应声而出。临出发前，他还看了一眼江疏宇，眼中闪烁着一丝挑衅。他和江疏宇被人称为玄宇宗两大天才，不过在名次上，江疏宇始终压着徐婉，徐婉一直都是万年老二。徐婉心里始终憋着一股子气，他可不会认输。江疏宇对于徐婉的挑衅置若罔闻，就像没看到一样，依旧云淡风轻。哼，本姑娘会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天才。徐婉如同高傲的仙鹤，迈着自信的步伐走进了唤醒阵。始终闭目养神的赵青云忽然睁眼看了徐婉一眼，这丫头不错啊。宁哲微愣，赵前辈为何这么说？他的精神力比凡人要强1倍以上，可能会觉醒成召唤师。召唤师？宁哲一下子来了精神。召唤师可是束修的修真者啊，今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过逐修呢。如果是一些特殊的召唤师，那就是妥妥的罕见修真者了。法阵运转，光芒璀璨，光球之上突然升起5种颜色各异的光球，如烟花般炸开。宁哲激动的忍不住身子颤抖了下。异象，罕见修真者。异象出现，代表了罕见修真者出世。LV1元素召唤师，罕见，徐婉。宁哲此刻的心情无比的激动，刚才还在说罕见修真者只是奢望，没想到才想打瞌睡就来了个枕头，刚许完愿就实现了。哇，徐婉好厉害啊，竟然是束修里的罕见修真者，元素召唤师啊，听起来就很强大，据说等级提升后的攻击力相当可怕呢。废话，像我们玄宇城这样的城池，紫极元素召唤师直接扔个禁咒下来就可以直接抹掉灰飞烟灭了，不愧是天才，名不虚传啊。徐婉同样满心激动从光球之中走出来。赵青云特意说了一句，小姑娘不错。宁哲此时的脸也笑得如同初生的朝阳，高兴得不得了。徐婉恭敬地朝着赵青云行礼，谢谢前辈夸奖。在徐婉回去后，一帮弟子都围着他问东问西个不停。束修啊，罕见修真者呀，那才是真的凤毛麟角。天赋除了分类还分级，除了凡人不分级。束修和法修的天赋可以分为低级、中阶、高阶、罕见以及传说5个等级。蓝级的天赋几乎见不着，整个玄武大陆10年都未必能出一个。罕见修真者相对多点，像玄宇城每年都能出上一个，有的时候还会有2个。现在的徐婉、宁哲经常挂在嘴边的张玉妍都是束修的罕见修真者。江疏宇，江疏宇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抬起脚朝着法阵走去。徐婉看着江疏宇，眼中写满了挑战的意味。宁哲问道：赵前辈，您看这孩子怎么样？赵青云看了眼江疏宇，除了特别冷静沉稳之外，并没什么特别之处啊。宁哲说道：我们宗门有2个天才，刚才的徐婉是第2，他是第1。赵青云淡淡说着，名字和觉醒并无必然联系，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宁哲自然懂，但他还是怀揣着期待。如果能再来个罕见修真者，那他就爽歪歪了。法阵运转，爆发出璀璨光芒，原本晴空万里的世界忽然暗了下来，眨眼间乌云压顶，一阵阵冷风从四面八方吹了过来，气温急剧下降，白昼变成了黑夜，如同末日来临。怎么起风了？好多乌云飘来啊，好冷，要下雨了吗？宁哲惊讶道，这是怎么回事？赵青云盯着紫色光球，淡淡开口，异象，觉醒异象。宁哲差点要惊呼出声，这么声势浩大的觉醒异象闻所未闻。随着他便激动起来，看着江疏宇的所在，搞出这么大的异象，老天爷不给个罕见修真者，那就说不过去了呀。就是不知道是法修的还是束修。不可能，我不会再输给你的。徐婉握着拳头，这异象比他刚才弄出的动静可大得多了。尽管他心里不服输，可单纯从异象上看，他不得不服。忽然有弟子大声喊道：你们看，乌云里有动静。所有人抬头看去，乌云里似乎有蓝色的火光，有火漂浮在空中，起起落落。除了火，似乎还有别的东西，因为里面还传出了呼呼的嚎叫声，听得让人后背发凉。终于有眼尖的弟子看清了乌云里的存在，被吓得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是亡灵，乌云里的都是亡灵。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乌云里的画面已经完全展露出来，成千上万的亡灵密密麻麻，那火光赫然就是他们头颅里的魂火。一个个亡灵泛着惨白色的光芒，狰狞而恐怖。虽然知道这只是异象，但依旧还是有许多弟子被吓得连连后退。其中一朵魂火从天而降，落在了江疏宇身上，随后异象瞬间消失，一切恢复如初。LV1鬼修亡灵师唯一隐藏，江疏宇不是罕见修真者，而是隐藏类型，并且还是唯一的隐藏类型。这代表了这个天赋在整个苍穹域都只有一个，除非江疏宇死了，否则不会出现第2个相同的修真者。
隐藏系修真者比罕见修真者更加稀少，甚至比传说级别还要少。强不强大不清楚，反正少是肯定的。江疏雨的鬼修亡灵师天赋，全世界也只有他一个。江疏雨好厉害啊，竟然成了隐藏修真者，而且还是唯一的类型。他的运气怎么可能这么好？会不会是法阵出错了？隐藏修真者也不必然强大，历史上就有不少人也是隐藏修真者，后来混的也并不怎么样。对，隐藏修真者只是少而已，并不一定厉害。可是刚才的异象好吓人，而且他是鬼修哎，是不是一直要和死人打交道？江疏雨觉醒后从法阵上下来，唯一的隐藏修真者，他心中也有些激动，可从他脸上什么都看不出来，喜怒不形于色，震惊的心情在心里藏着就好了，何必要放在脸上？小友，请留步。在经过赵青云的时候，赵青云忽然开口叫住了他。江疏雨转过身，朝着赵青云行礼：“前辈有什么吩咐？”赵青云问道：“你是隐藏修真者，老夫也没见过，可以展示一下你的技能吗？”面对赵青云的要求，江疏雨并没有拒绝。请前辈稍等，刚刚觉醒完成，他自己也没有熟悉。他现在只有2个技能：魂火 LV1， 召唤亡灵傀儡 LV1。魂火燃烧目标的灵魂，造成灼烧的持续伤害，伤害根据使用者的精神力和技能等级而定。召唤亡灵傀儡，召唤一只红级亡灵傀儡，傀儡可分为红级、橙级、黄级、绿级、青级、蓝级、紫级、神话。这也侧面告诉了江疏雨鬼修亡灵师的定位，是属于召唤系列的修真者。魂火肯定不适合展示，江疏雨便选择了召唤亡灵傀儡。技能发动，江疏雨身边出现了一团黑色漩涡，随后一个燃烧着红色魂火的亡灵傀儡从黑色漩涡中走了出来。江疏雨的初始精神力一瞬间从20掉到了10，消耗了足足一半。红级的亡灵傀儡身上的骨头都呈现出棕色，全身上下都有不少裂缝，就连手上的那柄刀也又破又旧，不知道是从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不对，何止是刀，整个亡灵傀儡都像是垃圾堆里出来的。这么一个红级的亡灵傀儡，看上去没有一点点厉害的样子，好像随时会散架一样。江疏雨也顺势查看了亡灵傀儡的属性，力量、敏捷、精神、体质4大属性相当均衡，都是15，没有优点也没有缺点。暂时没有技能，只会使用普通攻击。在亡灵傀儡出现的时候，象牙塔的弟子们纷纷发出一声惊呼，不自觉又后退了数步。对于看起来可怕的事物，人们总是抱有恐惧，更何况还是修真界鲜少出现的鬼修魔修之类，只有少数几个胆大的，没有任何动静。像孙阳阳这种恰恰相反，还带有一丝好奇。赵青云的指尖发光，随后如一阵清风落在了亡灵傀儡身上。亡灵傀儡的眼睛里顿时冒出红光，朝着赵青云看来，魂火也随之剧烈跳动起来。亡灵傀儡受到攻击，是否反击？10秒内不做选择，自动行反击。江疏雨脑海中突然跳出一个提示，他连忙命令亡灵傀儡不要动。赵青云却带着笑意，警惕性不错嘛，他可是65级的修真者，探测术的等级很高。江疏雨才 LV1， 他的召唤生灵竟然会对自己产生敌意。通过探测术，赵青云看到了亡灵傀儡的属性，属性普普通通，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江疏雨现在才 LV1， 从这点属性也看不出他的天赋强弱，或许等级高了以后，这只亡灵傀儡会变得更厉害吧。赵青云挥挥手，好好努力，或许将来你会有作为。江疏雨朝着赵青云再次行礼。亡灵傀儡跟在江疏雨身后一起走着，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同时伴随着阵阵寒风，更增加了几分幽冥的意味。在他回原位的时候，许多弟子都不自觉想要远离他，傀儡太吓人了。然而孙阳阳凑了过来，我能摸摸他吗？江疏雨点头，孙阳阳壮着胆子伸手摸了一把亡灵傀儡，钢板的触感有些冰冷，头颅上的火焰没有热度，越靠近火焰反而越冷。孙阳阳问道：“这个傀儡厉害吗？”江疏雨摇头，不知道，不过应该比你厉害。真的吗？他看上去有点像破烂哎。这时宁哲叫到了孙阳阳的名字，孙阳阳应了一声：“我先去觉醒，回头再说。”江疏雨看着亡灵傀儡，心中默默想着回收。下一秒，他的身前再次出现漩涡，亡灵傀儡进入漩涡之后消失不见，自身的芥子空间属性栏也随之发生变化，原本是芥子空间0、10，现在变成了芥子空间1/10，亡灵傀儡数量1。江疏雨仔细查看了芥子空间的介绍，芥子空间是容纳召唤生灵的地方，平时不用的召唤生灵都可以放到里面，需要时随时可以召唤出来。从芥子空间里召唤出来的召唤生灵不需要消耗精神力。目前芥子空间有10个位置，可以容纳10只亡灵傀儡。如果召唤生灵受了伤，也可以在芥子空间里迅速恢复。随着等级提升，芥子空间的容量也会随之增加。江疏雨想到了刚才觉醒时看到的画面，他在觉醒过程中看到的异象与别人看到的完全不同。他看到了一条神龙在空中翱翔，不时发出痛苦的嚎叫声，顷刻间又落到地面，疯狂翻滚。江疏雨看到神龙身上爬满了亡灵傀儡，少说也有上千只。亡灵傀儡挥着手中的利刃，不断打在神龙身上，每一击都会打出恐怖的伤口。可是无论神龙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除了悲鸣，他毫无办法。短短不到1分钟，他带着悲鸣倒下，双眼彻底失去了光彩。这一幕让江疏雨知道了亡灵傀儡到底有多强，只要到了一定数量，就连神龙也能屠杀。江疏雨相信自己也有一天能达到那种程度，屠龙如屠猪。唤醒阵爆发出灿烂的光芒，
孙洋洋觉醒结束。LV1遁世高阶孙洋洋，还真的如孙洋洋所愿，成了遁世，而且还不是普通的遁世，而是高阶遁世。虽然都是遁世，但两者有着本质区别，否则也没有资格冠以高阶二字。孙洋洋兴奋地跑回来，怎么样？我就说我能为遁世。江疏雨难得露出一丝笑容，同时还给孙洋洋竖起了一根大拇指。孙洋洋哈哈大笑，拍着江疏雨的肩膀，以后我们一起打副本，我挡在你前面。江疏雨看了他一眼，你不是想保护女修吗？我是男的，嘿嘿，一样一样。江疏雨忍无可忍，握着拳头笑眯眯地看着他，一样。孙洋洋轻咳一声，好吧，你那么厉害，到时候认识了妹子多介绍给我。所有人觉醒终于全部结束，宁哲带着他们回到大教室。这次玄宇宗108名弟子全部顺利觉醒，其中江疏雨是隐藏修真者，12位觉醒术修，18位觉醒法修，其余都是凡人。这个比例已经不错了，宁哲也十分满意，比他预想的11个人多太多了。弟子们，觉醒已经结束了，不管觉醒成什么天赋，你们都要努力升级，多用技能增加熟练度。从明天起，我们玄宇城的新手副本将对各位弟子开放，各位弟子可以进入副本进行实战升级。凡人弟子也不用着急，宗门为你们安排了生活技能馆，里面有长老会教导各位掌握各种天赋。希望1周后的大考，各位弟子都能取得好名次，进入自己心仪的圣地。新手副本的信息基本上每个人都一清二楚，里面的妖兽几乎都集中在1至10级，而且数量不多，难度很低，比起玄宇城城外郊区要安全得多。当然，你也可以不去新手副本，直接到郊区历练。至于生死嘛，自负。弟子解散后，徐婉拦住了江疏雨。孙洋洋笑嘻嘻道：“许大小姐，怎么看上我们家疏雨了？滚！”得令。孙洋洋滚得十分干脆。徐婉1.7米，身材婀娜，一张脸蛋长得极为精致，被许多人视为女神。可惜江疏雨更高，183，即使是徐婉也需要仰视。江疏雨，我要和你比试。江疏雨看着他，一脸问号。徐婉知道江疏雨不喜说话，直接开口：“我和你比大考时谁的名次更高？你敢不敢？”哦。江疏雨哦了一声，绕过徐婉。徐婉跺着脚，就这么说定了，我不会一直输给你的。徐婉原本以为今天自己的罕见修真者可以稳稳压住江疏雨，没想到江疏雨竟然来了个隐藏修真者。不管鬼修亡灵师强弱如何，很明显，光是从意象来看，他又输了。徐婉可不会服输。江疏雨走回到了家里，空无一人。他简简单单随便弄了点吃的，屋里陈设非常简单，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幅墙上的画像非常显眼。画像里是江疏雨，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以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里面的江疏雨在阳光照耀下，面带笑容，和她现在忧郁的样子完全不同。除了她，画像里的年轻女子和老妇人也同样很开心。画像作于3年前，她穿越而来，继承原主的记忆与情感，对画像里的人感情非常深。在前世地球上，她是孤儿，可是这里她有了疼她爱她的亲人，她万分珍惜。可惜好景不长，2年前奶奶病逝，1年前姐姐去了玄武圣地，现在家里就剩她一个人了。江疏雨的话越来越少，越来越冷淡。我也要去玄武圣地。江疏雨在心中坚定地说着，不为别的，因为江疏离在那里。只是玄武圣地门槛太高，去年整个玄宇城也只有江疏离一人的表现够格。外面传来敲门声，宁宗主。宁哲拿着一包东西站在门口。疏雨啊，这里有些食物，你先拿着放在储存法阵里慢慢吃，等过些天我再给你送新鲜的过来。江疏雨接过食物，谢谢宗主。宁哲点点头，明天就要去副本了，你好好休息。这1年来，宁哲每隔几天就会送些食物过来，这是他答应江疏离的。去年江疏离以玄宇城首席弟子的身份被玄武圣地接走，可江疏离当时不想去，原因就是要留下来照顾弟弟江疏雨，一旦去了玄武圣地，至少要3年回不来。宁哲不停给江疏离做了一堆思想工作，并且保证他会照顾好江疏雨，江疏离这才答应去的玄武圣地。要知道，玄宇城这样的小城池能出来一个进入玄武圣地的弟子，那是非常光荣的事。对玄宇宗，对宁哲更是如此。宁哲说到做到，这1年来也始终照顾着江疏雨。夜里，江疏雨研究着自己的技能，精神力已经恢复完毕，他随时可以再召唤一只亡灵傀儡。他耳垂上的黄色菱形水晶闪烁着微弱的光芒，但江疏雨看不见。当他正准备召唤时，脑海中忽然响起了一个人的声音。检测到宿主觉醒鬼修亡灵师天赋，天赋符合要求，数据化修真系统正在绑定，开始抽取世界本源，优化技能。恭喜宿主觉醒唯一子级神话天赋，全技能加成 LV1。恭喜宿主获得被动技能伤害转移。江疏雨精神一振，立即查看自己的属性。姓名江疏雨，天赋鬼修亡灵师唯一，等级1 0.00%，力量10，敏捷10，精神20，装备无，芥子空间1/10，亡灵傀儡数量1，天赋全技能加成 LV1，唯一性，被动技能伤害转移，主动技能魂火 LV1，召唤亡灵傀儡 LV1，全技能加成 LV1，所有技能增幅1000%，其中的技能分别拥有这些功能。伤害转移，巫师本身所受到的所有伤害都由召唤生灵承担。魂火 LV1，燃烧目标的灵魂造成灼烧伤害，
威力根据自身的精神力和技能等级而定。召唤亡灵傀儡 LV1， 召唤一只红级亡灵傀儡，基础属性并没有变化，目前只是增加了一个天赋以及一个被动技能，但这两个都堪称神技。天赋自不必说，唯一紫级神话天赋，仅是 LV1 就对所有技能增幅10倍。这个天赋有多强，江疏雨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准确描述了。即使向来淡然的他，此时脸上也露出了些许震惊。被动技能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完全也可以称得上神话级别。所有伤害都转移到召唤生灵上。这么说，只要召唤生灵不死光，他就不会死。想杀死他，就要先杀光召唤生灵。若是有成千上万的召唤生灵，江疏雨就堪比不死之身了。这种技能闻所未闻，许久之后，江疏雨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发现自己的耳垂变得空空如也。原来是你啊，小东西。江疏雨有些苦闷，那是姐姐送给他的礼物。算了，哪天再找一个一样的做出来就行了。发动技能，召唤红级傀儡，一个漩涡出现在身前，伴随着令人心头毛躁的尖锐声，一只红级傀儡从漩涡中走了出来。从表面上看，眼前这只红级傀儡和下午召唤的傀儡没什么区别，外形没什么变化，依旧和垃圾堆里捡来的一样。但凡事不能光看表面。红级亡灵傀儡，力量150，敏捷150，精神150，体质150，技能无。在外表相同的情况下，属性数值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属性翻了10倍。力量、敏捷、精神不说，体质的10倍基本代表了亡灵傀儡的生命力及防御力全部增强10倍。再配合伤害转移技能，想杀死江疏雨将会十分困难，他的长生路就会更加稳妥。江疏雨把在芥子空间里的那只亡灵傀儡也放了出来，发现他的属性也翻了10倍，全技能加成同样发挥了作用。精神力还剩下10点，江疏雨再次召唤了一只红级傀儡。随后他开始入定吸纳灵气，入定是恢复精神力最好的方法，可以代替睡眠。宗门里有不少弟子都可以做到。第二天清晨，江疏雨准时醒来，精神力已完全恢复。3只红级傀儡正忠实地守在他面前，如同保镖一般一动不动。随着傀儡头颅里的魂火跳动，房间里阴风阵阵，气温下降了好几度。在夏天的时候用应该不错，不用担心天气热了。江疏雨心中想着，嘴角轻微地翘了起来。他再次使用召唤傀儡，招出了第4只亡灵傀儡，随后把4只傀儡都收到了芥子空间，保留着10点精神力，带着4只增幅了10倍的红级傀儡，江疏雨觉得完全够用了。150的力量，就算是7级、8级的遁世战士也不过如此了。宗门门口已经有一个大玄龟等着了，这是即将带着他们前往副本所在地的宗门坐骑。他们来到副本前时，已经人满为患。来新手副本的并不仅仅是玄羽宗，几乎玄羽城所有完成觉醒的弟子都会过来。玄羽城一共6个宗门，昨天觉醒的弟子加起来共有800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成了凡人，能来到这里的不足200，连1/3都不到。弟子们站在一起等候，宗门长老们去办理副本签到手续。宁宗主，你这次可是赚大发了。是啊，一个罕见的束修修真者还不够，又来个唯一隐藏修真者，真是发大了。这2年你们玄羽宗了不起啊，去年才出了个江疏离进了玄武圣地，今年是不是又打算去敲玄武圣地的大门啊？几个校长围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宁哲此时红光满面。徐婉和江疏雨确实不错，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他们能进入玄武圣地。徐婉是不是许家的那位大小姐？还有江疏雨，这名字怎么和江疏离这么像？宁哲说道，没错，徐婉就是许家的大小姐，江疏雨是江疏离的弟弟。难怪了，许家的血脉传承一向不错。至于江疏雨，这姐弟俩可真厉害。孙洋洋捅了下江疏雨，要不要组队？面对孙洋洋的邀请，江疏雨摇摇头。孙洋洋扬怒，臭小子，你是不是看不起老子？本少爷如此诚心邀请你，你要是不给本少爷一个合理的解释，本少爷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孙洋洋看着好像生气了，但其实眼底的那抹笑意已经出卖了他。江疏雨没理他，果然没2秒，孙洋洋又换了副嘴脸。老大，你到底为什么不和我组队？江疏雨淡淡开口，组队练级慢，单刷升级快。孙洋洋奇怪道，你怎么知道的？多看书。江疏雨无奈地回了一句。孙洋洋摸着脑袋，显然不太相信。这时徐婉忽然在一旁补充起来，江疏雨说的没错，组队的话虽然猎杀妖兽比较快，但经验要平分。2人组队猎杀妖兽速度最多提升1半，可寻找妖兽时间是固定的，所以总体效率会变慢。根据前辈们总结下来的经验，10级以下的副本适合单刷，10级以上的副本才适合组队。徐婉说得很清楚，孙洋洋也不笨，想一想之后就明白了。这时宁哲走了过来，除了徐婉和江疏雨，所有束修都要带几位法修组队进副本，不要总想着单刷升级。要知道，以后你们去了高难度副本后是离不开法修的。若你们平时不肯带法修，需要食材到处找哪有这么美的事？说句不客气的话，与其找不认识的法修，还不如找自己的师兄弟姐妹，至少你们之间有同修情谊，有危险不会一个人跑。宁哲说得很明白，事实也确实如此，让原本起了单刷心思的人都冷静了下来。渐渐秒杀，感觉在融合游戏后的修真界里称呼凡人不太合适，今后称为凡修。如果束修不带法修，法修的升级速度就会很慢，而法修也是需要感情培养的。有人问道，那为什么徐婉和江疏雨不需要带法修？宁哲清了下嗓子，他们2个不一样，徐婉是要进玄武圣地的，需要快速升级，
而且徐婉不会在新手副本里待太久，最多2天他就会离开这里。至于江疏雨，本宗主不懂他的天赋，不知道他的战力，不过你们可以问问身边的法修，愿不愿意和他组队。魏法修纷纷摇头，成为法修的大部分都是女生，这些小女生看到江疏雨的亡灵傀儡，吓都吓死了，哪里还敢跟他待在一块儿？江疏雨淡淡说道：“宗主，我也要进玄武圣地。”意思很明确，我也不想组队，要单刷。宁哲略显诧异：“你知道玄武圣地的门槛有多高吗？”江疏雨点点头：“我有信心。”宁哲明白了江疏雨的决心，低头思忖了一下：“行，希望你能成功。想考进玄武圣地，首先就要满足等级要求，至少要 LV15 以上，最稳妥的是 LV18。去年江疏离就是以 LV20的恐怖级别被玄武圣地邀请的，短短1周时间，想要升到 LV15 并不容易。至于 LV18 更是难若登天。新手副本里最高级的妖兽也就是 LV10，想升到 LV15 是不可能的。而郊区的危险程度又远高于新手副本，像他们这样刚踏进门槛的修真者，贸然去闯荡也只是送死罢了。当然，除了等级要求，还有一些其他的条件，具体需要等到大考才会知道。在宁哲的要求下，几位修真者都选择好了法修，或是2人，或是3人组成了一队。孙洋洋选择了一位预言法修，预言家不仅可以及时给他提供增幅，还能治疗，全方位加成。手续办好，宗门给每人发放了武器装备，术修们根据不同的天赋分配到了不同的武器。老子帅吧！孙洋洋拿到一把巨剑和一个盾，兴奋得不得了，还模仿起御剑中论坛广场的热门影像。而江疏雨得到了一根法杖，法杖精神力+1，就1丁点加成，不入流的武器，有和没有一个样，只能装样子。徐婉有自己家族准备好的武器，没要宗门的。他的装备是一本魔法书，江疏雨能感觉到魔法书上有一股比较强横的气息在流转，应该是件不错的武器。徐婉在进入副本前对着江疏雨说道：“我们比一比吧，看谁升级快如何。”江疏雨直挑眉，既没答应也没拒绝。徐婉娇哼一声，仰着脑袋：“你不回答，我就当你答应了。”话音刚落，他便转身进入了副本。江疏雨嘴角微微扬了起来，这么强的好胜心啊！随之他也进去了。新手副本的环境是一片森林，郁郁葱葱，植被都比较高，许多体型稍小的妖兽可以隐藏在灌木丛里，难以发现。而因为这里是新手区，所以妖兽密度不高，相当安全。不过这也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寻找妖兽的时间比对战的时间还长。新手副本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新人习惯战斗，适应战斗。江疏雨放出了4个亡灵傀儡，去找妖兽吧。意念一动，4个亡灵傀儡已经朝着4个方向奔跑出去。嘎吱嘎吱，他们在奔跑时周身带着阵阵阴风，速度不错嘛。亡灵傀儡高达150的敏捷属性，并不是摆设。转眼间，4个傀儡已经跑出了数十米远。这时，一个亡灵傀儡挥起了手中的破剑，成功击杀史莱姆，经验加12.5。才 LV1的史莱姆直接被亡灵傀儡秒杀。江疏雨忍不住腹诽，就算已经从模拟战中知道这个修真界里有许多西方元素，但身临其境后真是不忍直视。经验增加了 1.25%， 每只 LV1 的 Q 弹史莱姆可以提升 1% 经验，杀80只就到 LV2 了。成功击杀史莱姆，经验加12.5。成功击杀史莱姆，经验加12.5。连续有提示出现，4个亡灵傀儡不断找到史莱姆。才几分钟，江疏雨的经验已经增加了 12.5%， 这效率颇高。江疏雨原本打算在新手副本里待2天，到 LV10后就离开，现在看来似乎不用2天了。江疏雨此时的精神力已经恢复，释放技能，再次召唤出了一个红级亡灵傀儡。这个亡灵傀儡自然加入了寻找妖兽的大队伍。江疏雨坐了下来，开始入定。半小时后，江疏雨迎来了他的第一次升级，等级 up， 属性增加，芥子空间的容纳量从10变成了20，足以容纳20个亡灵傀儡。技能等级也随之提升。不知道 LV2 的亡灵傀儡属性有没有什么变化？江疏雨记得，技能等级提升，召唤生灵的属性也应该有所提升才对。因为升级的关系，精神力彻底恢复。江疏雨发动技能，再次召唤出了一个红级亡灵傀儡。这次江疏雨发现了不同 ，LV2 技能消耗的精神力增加了，一个红级傀儡的消耗从10上升到了15。LV2 的亡灵傀儡虽然也是红级，但身上明显亮了一个度，棕色退掉不少。同时，他身上的裂痕也肉眼可见的少了一些，而且各方面属性都比 LV1 时增加了100，力量、敏捷、精神、体质直接从150变成了250。江疏雨知道，其实增幅并没有那么夸张，主要还是自己的天赋太过强大，要不然 LV2 傀儡也就是均值25的渣渣。4大属性均衡，总量提升40点，其实也正常。虽然不弱，可也不至于强到离谱。关键还是在于天赋，神话天赋。这个天赋和鬼修真是绝配。江疏雨继续使用技能召唤一个亡灵傀儡，把亡灵傀儡数量增加到了7只。7个亡灵傀儡就是7个金牌打手，他们散开，在新手副本里不断寻找妖兽击杀。不管是 LV1 的还是 LV2 的，甚至 LV3 的，在他们的破剑下都被秒杀，毫无例外。毕竟他们的属性太强了，即使不用任何技能，亡灵傀儡也拥有极强的攻击力。250的力量属性应该不比 LV10剑修差多少了吧？区 LV2 亡灵傀儡拥有堪比 LV10的攻击力，在新手副本里完全可以横着走。最关键的是，江疏雨有7个，不
7个只是起步价而已。等精神力恢复之后，哼哼，3级他就有11个了。击杀 LV2 幽兰灵猫，经验加25；击杀 LV3 闪电鼠，经验加37.5；击杀 LV4 斑斓野猪，经验加50。秒杀，一路都是秒杀，没有任何悬念。面对至少 LV10 的攻击力量，这些才 LV3、LV4 的妖兽死得非常顺滑，没有丝毫痛苦。江疏雨跟着傀儡行动的轨迹，散步般向前走去。随着亡灵傀儡越跑越远，江疏雨的脑海里逐渐形成了一幅秘境的地图。咦，还有这样的功能？被亡灵傀儡走过的地方会自动记录下来。在击杀妖兽之余，亡灵傀儡还成了全自动地图绘制器。才1小时的功夫，经验再次临近进度条末端，他又将面临升级。他连入定都放弃了，这么快的升级速度，要什么自行车？等升级后，精神力自动恢复不就好了？亡灵傀儡一见一个，下手狠辣，毫不留情。这时，江疏雨看到了一只没有被亡灵傀儡杀掉的妖兽 ，LV2 幽兰灵猫，趴在草丛里，被亡灵傀儡漏掉了。小幸运猫啊，可惜遇上了我。江疏雨在心中想着，手掌上燃烧起莲火，魂火，这是他目前唯一的攻击技能。莲火如同瞬移一般，瞬间出现在 LV2 幽兰灵猫的身上。LV2 幽兰灵猫发出一声惨叫，直接倒地，身体抽搐了2下。面对10倍增幅的攻击技能，幽兰灵猫只剩下被秒杀的份。击杀 LV2 幽兰灵猫，经验加25。幽兰灵猫死了，可是从表面上看，没有一点被烧过的迹象。江疏雨明白了，魂火攻击的是目标的灵魂。这个技能属于精神系攻击，心中再次被震惊到了。精神系攻击有个共同特点，无视防御。无论你物理防御多强，法力防御多高，都无法抵御精神系攻击。隐藏修炼者确实厉害，仅有的2个技能都非常强大，即使没有天赋加成，鬼修也不会弱于任何一个传说级修士。江疏雨有自己的判断，可能不全面、不客观，但他相信自己的猜测8、9不离10。在经验进度 99% 的时候，趁着自己精神力恢复到了15，江疏雨赶紧召唤出一个傀儡，才让傀儡们继续猎杀。一道光柱从身上冲出，升级了，所有属性再次增加了10，所消耗的精神力也随之增加到了20。亡灵傀儡技能也升到了 LV3， 4大属性再次增加10，增幅之后就是100，达到了惊人的350。江疏雨继续使用召唤傀儡技能，一连召唤出了3个亡灵傀儡。现在副本里的亡灵傀儡有11个，11个亡灵傀儡如同扫荡一般在副本里横冲直撞。击杀 LV4 斑斓野猪，经验加50；击杀 LV5 双面狐，经验加62.5。即便是 LV5 的妖兽，只要面对上亡灵傀儡，下场也是一剑秒杀。江疏雨根本都不用动手，只需要等着经验收获就行。按照这个速度，最多1小时半又可以升1级。而别人第一天能升到 LV3 就不错了，后面只会越来越慢。毕竟宁宗主对他们的要求，1星期升到 LV10就可以了。LV10才能进入圣地，除非想进那些大陆排名前50的顶尖圣地，那需要 LV11甚至 LV12才行。在副本外，几位宗主大佬们又开始聊天攀比，他们围成一桌，泡好了茶，胡吹海侃。不知今年的这帮小娃娃，第一天能升几级？谁还记得以前最高纪录是几级？我记得是 LV6吧。以前的张玉妍，去年的江疏离都是 LV6。张玉妍和江疏离都是罕见天赋修士的修士，今年的徐婉也是，他们应该差不多。第一天的升级速度就能看出后面几天的。如果徐婉丫头第一天升不到 LV6，她想进玄武圣地就难喽。宁哲听着他们几人说话，心中担忧起来。不知江疏雨能升到几级？隐藏修炼者应该不会差吧？在 LV6之后，升级速度会大幅度变慢。每个人进入副本就会开始倒计时，6个时辰实现一道，自动脱离。就看这6个时辰里面能升多少级了。忽然，一股庞大的气息扑面而来。宁哲抬头朝着来人招手：“许家主，请过来坐。”许明瑞，玄宇城许家家主，许婉的父亲。桌边还有空位，许明瑞毫不客气坐了下来。几位宗主好啊！坐下后，他朝几人打招呼。许明瑞容貌刚毅，不怒自威。宁哲给许明瑞倒了杯茶。许家主是来看许婉丫头的吧？许明瑞轻笑起来。这几年婉儿多亏宁宗主照顾了。宁哲摆摆手，我可没做什么。许婉那孩子很聪明，这次觉醒也非常成功。我听府里人说了，可惜我今天才回到玄宇城，没能赶上婉儿觉醒。宁哲知道许明瑞很忙，在玄宇城的时间不多。我们刚才在讨论许婉丫头在今天副本结束时能不能达到 LV6，毕竟她想进玄武圣地，难度可不小。应该没问题，就算差一点也没关系，我可以去找找人。宁哲摇摇头，我建议你不要这样。许婉那孩子的性子我知道，要真那样，他会恨你的。许明瑞叹了口气，他又何尝不知道那孩子的性子呢？许明瑞转移了话题，听说昨天觉醒，贵宗还出了位隐藏修炼者，可喜可贺，不知是什么天赋。宁哲脸上放光，天赋嘛，是鬼修，是大陆改变修炼体系之后从没有见过的，可以召唤傀儡，也不知道厉不厉害。并不是所有隐藏修炼者都厉害的，垃圾的隐藏修炼者也不是没出现过。可以召唤傀儡，听上去有些阴森邪恶，而且鬼修的名头似乎也不太好听，和鬼打交道难免会让人浮想联翩。宁哲看出了许明瑞的想法，别担心，舒雨那孩子虽然话不多，但是个好孩子，他的姐姐去年还进了玄武圣地。如果许婉丫头去了玄武圣地，你说不定还可以请江疏离照顾一下。有了宁哲的保证，许明瑞就放心了。相交多年，宁哲是什么样的人，他最清楚不过。
新手副本里，江疏宇接收到亡灵傀儡传递回来的信息，已到极限距离，无法继续远离。此时最远的那个亡灵傀儡就站在距离江疏宇625米外的地方，不再前进。江疏宇也知道了，傀儡目前至少和自己保持625米的距离，眼看着其他几个傀儡也要达到这个距离，江疏宇只能下令让他们回来。甩手掌柜是当不成了，江疏宇也只能挑了个方向往深处走去。14个亡灵傀儡呈扇形在前方开路，始终和江疏宇保持着125米左右的距离。任何在路上遇到的妖兽都被亡灵傀儡秒杀。在进入副本的第4个小时半，江疏宇迎来了第4次升级。升级之后，江疏宇继续召唤亡灵傀儡。此时召唤一个亡灵傀儡所消耗的精神力已经达到了30。4小时半，连续升了4个级别。随着亡灵傀儡越来越多，升级速度并没有下降，反而有加快的趋势。江疏宇带着他的傀儡大军，正式踏入了新手副本的后半段。大量 LV6 妖兽、LV7 妖兽开始出现，可是，在力量属性高达550的亡灵傀儡面前，都是一件的事。击杀 LV5 双面弧，经验加 62.5； 击杀 LV6 闪电豹，经验加75。对于江疏宇来说，杀 LV1 妖兽和杀 LV6 效率都一样，所以等级越高，妖兽密度越大越好。又召唤出了3个亡灵傀儡，整整17个亡灵傀儡开始肆虐，经验值迅速增加着。亡灵傀儡多了，升级速度不降反升。按这个的速度下去，用不了1小时又能升级了。新手副本第一天的限时16个时辰，12个小时，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升到 LV10 了？比我预计的快了1倍。升到 LV10后，就可以去玄羽城城郊，那里有更高级的妖兽。江疏宇心里已经计划好了自己的升级路线。去玄羽城城郊需要经过宗门批准才行，否则城里的守卫是不会放他出去的。LV10是最低标准，不能再低了。击杀 LV8盾土熊，经验加100。随着江疏宇继续深入， LV8 和 LV9 妖兽开始出现，同样一击秒杀。新手副本是为了新手而创立的，妖兽强度低，整体环境简单，安全性比起城郊高得多，所以即使江疏宇练级刷妖兽很轻松，依旧也不会掉以轻心。在他的记忆里，江疏离曾经有一次从玄羽城城郊回来，身上染血，受了伤。他十分认真地告诉江疏宇，狮子搏兔亦用全力，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没有戒备。江疏宇把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里，现在他也是这么做的。Level 5 99.00%。江疏宇看着自己数据，又要升级了。17个亡灵傀儡正在四周大杀特杀，经验稳步上升。相比前一集，此次升级更快，前后才花了50分钟而已。亡灵傀儡数量多了，妖兽密集度高了，击杀妖兽的速度没有变化，这就是升级速度不降反升的原因。江疏宇分析着自己目前的情况，现在他已经来到了新手副本的深处，到处都是 LV8 和 LV9 的妖兽，只剩下最高级的 LV10 妖兽没有出现。在这里，妖兽密集程度加大，这也是他获得经验速度变快的原因。亡灵傀儡如不知疲倦的金牌打手，一件一个不断收割着妖兽生命。唯一可惜的是，新手副本里的妖兽不会掉落任何东西，毕竟这是新手副本，是专门让新修士适应实战的地方，和城郊有很大区别。在新手副本里，几乎所有的妖兽都被整体削弱，在这里唯一只有 LV10 妖兽并没有被削弱，保持着和城郊妖兽相当的强度。当升到 LV10，面对 LV10 妖兽的时候，那时应该已经具备了相当丰富的战斗经验，而 LV10 之后也能离开新手副，所以 LV10 妖兽正好做个衔接，让新手修士们提前体验到城郊妖兽的难度。如此一来，等真正到城郊击杀妖兽时，不会手忙脚乱。随着升级光柱再次出现，江疏宇终于达到了 LV6， 属性增加，技能提升，亡灵傀儡强度也随之提升，所有属性再次增加100。击杀 LV8 盾土熊，经验加100。击杀 LV8 盾土熊，经验加100。亡灵傀儡没有因为江疏宇的升级而停止行动，他们依旧不知疲倦，寻找着妖兽，手起剑落。从江疏宇进入副本的那一刻起，亡灵傀儡就没有停过。咦，升级变慢了。江疏宇发现，在达到 LV6 之后，升级速度大大降低了。原本在 LV6 时，杀一只 LV8 盾土熊可以获得大约 0.2% 的经验，只需要杀500只就足够升级。但是到了 LV6 之后，杀一只 LV8 盾土熊只能带来 0.1% 的经验提升，那就要杀1000只才能够升级，升级速度慢了整整1倍。按这个速度来看，普通修士很难在短短1星期的时间里升到 LV10啊！即使离开了副本，前往玄羽城城郊外，时间也不够。玄武圣地果然难考，也不知道姐姐去年是怎么拼的。江疏宇心中计算了一下，如果想要进入玄武圣地，至少要 LV15， 在1星期的时间里想要升到 LV15， 那么在新手副本里至少要在3天内提升到 LV10。LV10 之后前往玄羽城城郊猎杀更高级的妖兽，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1星期内升到 LV15。这么一想，去年江疏离能升到 LV20，当真是非常恐怖了。江疏宇释放技能，再次把精神力消耗一空，增加了3个亡灵傀儡，整整20个亡灵傀儡，不断寻找击杀妖兽。对于江疏宇来说，寻找妖兽的时间确实远高于击杀妖兽所花费的时间，不就是杀1000多只妖兽吗？分配到20个亡灵傀儡身上也没多少，最多1小时他就能升到 LV7。谁让他打手多？江疏宇不断前进，亡灵傀儡为他在前方开路，把所有隐藏在灌木丛里的妖兽一一秒掉。偷袭！又走了一会，副本的地形终于出现了变化，森林到了尽头，前方出现了一片山脉。江疏宇知道这是新手副本的尽头，
副本中的 LV 石妖兽就隐藏在山脉里。进入副本到现在用掉了6小时42分钟，不到7小时，能走到副本尽头的也只有我了吧？现在距离副本开启刚过了7小时，大部分人估计只升到 LV3，就算是徐婉，最多也就是 LV5，甚至还不到 LV5。江疏雨能感觉到自己升级的速度比任何人都快，他脚步不停朝着山脉中走去，想见识一下没有被削弱的 LV 石妖兽有多强，也好为自己明天去城郊做好准备。亡灵傀儡在前方开路，比江疏雨更早一步跑进去。森林中响着嘎吱声，亡灵傀儡在林中飞快奔跑寻找妖兽，没有妖兽，亡灵傀儡并没有发现妖兽。江疏雨觉得奇怪，也跟着走了进去。就在他走进山脉的瞬间，一根藤条猛地抽了过来，藤条如长鞭，闪电般落在江疏雨身上，速度之快，江疏雨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看起来势大力沉的藤条并没有对江疏雨造成任何伤害，江疏雨甚至没有丝毫感觉，好像身体外有一层看不见的护罩保护了自己。被动技能伤害转移，他受到的伤害都会自动转移到自己的傀儡身上，在傀儡死光前，他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当真是神技，不比神话天赋差多少。江疏雨看清了藤条的主人，一棵5米宽的大树。江疏雨指尖微微发光，释放探测术。探测术是人人都会的技能，可以获得一些基本信息。LV 10千藤榕树信息：平时处于休眠状态，会攻击路过的生命体。刚才亡灵傀儡跑过去的时候，千藤榕树并没有攻击，是因为亡灵傀儡并不是生命体，没有生命气息。千藤榕树继续对江疏雨发动攻击，虽然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可江疏雨也不是傻子，不可能就这样站着让树打。迅速后退数十米，离开了千藤榕树的攻击范围。千藤榕树并不会移动，在江疏雨后退之后便不再发动攻击。长长的藤条不断舞动着，似乎在警告江疏雨，真的是用心良苦。江疏雨看懂了副本设计者良苦用心，从大幅度削弱后的低级妖兽，再到和外界难度相同的 LV 石妖兽，又对 LV 石妖兽进行挑选，选择了这样一种会偷袭又不会移动的植物系妖兽。千藤榕树拥有偷袭特性，让新手修士们可以提早体验到城郊的危险，但它不能移动，不存在追杀修士的情况。一旦有危险，新手修士可以从容后退，脱离它的攻击范围。而且千藤榕树的攻击范围和几个远程法修正好一样，这也断掉了远程法修投机取巧的可能性。如此设计可以让新手们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和真正的 LV 石妖兽对战。整个新手副本都透露着保护新手、培养新人的气息，在尽可能减少伤亡的情况下，让新人适应实战，得到成长。一阵阵嘎吱声中，亡灵傀儡跑了回来，整整20个亡灵傀儡如同军队一样簇拥着江疏雨。江疏雨意念一动，一个亡灵傀儡冲向千藤榕树。对于亡灵傀儡这种非生命体，千藤榕树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直到亡灵傀儡先行动手，手中破剑砍到了树身后，千藤榕树才开始反击。巨大的藤条如同长鞭抽在亡灵傀儡身上，发出金属击打声。千藤榕树的攻击速度非常快，藤条发疯似的舞动着，每秒都有3-4下攻击落在亡灵傀儡身上。可是亡灵傀儡的属性实在太高，高达650的体质，还有超厚的血量和防御，受到攻击的骨头上出现了一些细小的裂痕，可随之又迅速恢复。咦，没有被秒杀？江疏雨有些诧异。LV1 到 LV9的妖兽都是一键秒杀的结果，但到了 LV10妖兽，情况发生了改变。亡灵傀儡没能秒杀目标吗？第一次，这就是城郊妖兽的强度吗？我倒要看看你能承受几剑，1剑、2剑、3剑、4剑之后，千藤榕树停止了所有动作。击杀 LV10千藤榕树，经验加200。看到提醒，经验比 LV8的盾土熊多了很多。江疏雨计算着，就性价比来说，杀 LV8妖兽更合算，毕竟1剑就有100点经验。LV10的千藤榕树需要4剑，而且才200经验，看着高了，其实性价比跌了。不过还要考虑寻找妖兽的时间问题，如果把时间都浪费在寻找妖兽上，找低级妖兽反而不合算。看着前方山脉密密麻麻的参天大树，其中有大部分都是 LV10千藤榕树，只要仔细点，千藤榕树还是可以和普通树木区分开来的。在这里不用寻找妖兽，光是肉眼看到的就有数百个，这样一来效率大幅度提升，这简直就是为他而设的炼级宝地。即使是江疏雨此时也有些激动，念头一动，亡灵傀儡们立即分开，朝着各个方向中扑去。他们手中的剑不断落在千藤榕树上，4剑一个，非常干脆。经验再次开始飙升，别人 LV6以后升级速度大幅度降低，江疏雨反而越来越快。原本预计要1个多小时才能完成升级，结果才50分钟后，江疏雨便提升到了 LV7。副本外，天色逐渐黑了下来，时间已经来到晚上7点。从早上9点进的副本，到现在已经过了整整10小时。副本外面，宁哲和几位宗主以及许明瑞依旧没有人动，他们已经喝了一天的茶，用餐也有人送来。几位宗主每年都是如此，在弟子们进入新手副本的第一天开始，他们都会一直守着。虽然意外很少发生，但也不能保证完全没有，毕竟是实战，受伤在所难免。曾经也发生过弟子死在新手副本里的情况。许明瑞没有离开的意思，许婉在副本里，他这个当爹爹的同样不放心。错过了女儿的觉醒仪式，他不想再错过女儿的第一次副本战。副本入口处突然散发出灿烂光芒，所有人同时抬头朝那边看去。有人出来了，时间还没到，难道出了什么意外？
副本有2个出口，一个在副本最深处，穿过由 LV10 妖兽守护的山脉就可以看到；另一个就是副本入口，从这里也可以退出。江疏雨从光芒中走了出来，宁哲快步走过去：“疏雨，你怎么出来了？”江疏雨轻声道：“杀光了就出来了呀，杀光了就出来了呀。”这话让宁哲一时间没能理解。江疏雨说的太过淡然，脸上甚至没有一点表情。下一秒，宁哲看到了江疏雨的等级 ：LV8鬼修亡灵师江疏雨。宁哲妈了，神情中透着难以置信，语气也是如此。你 LV8了？宁哲甚至怀疑自己看错了，震惊占据了大脑，一时间反应不过来，这是从没发生过的事情啊！以前的最高纪录才 LV6，现在江疏雨直接以 LV8杀出重围，才5个时辰，里面妖兽不够多，要不然应该能到 LV10。宁宗主，我想申请去玄羽城成交。江疏雨一脸理所当然，顺便提出了出城申请。谁都没想到副本里的妖兽还会有被杀光的一天，毕竟每天副本里面的妖兽都会重置，从来没有人能在6个时辰内把整个副本里遇到的妖兽都清空。新手副本里都是新手，都是技能少、实力低微、还没经验的小修士啊！尤其是最深入的 LV10妖兽，那难度可不低，是真的和成交里面一样的妖兽。偏偏江疏雨做到了，而且才用了5个时辰，还不到5个时辰，彻底打破常规。宁哲的头脑风暴运转起来，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整个人已经快化为雕像了。宁宗主，见宁哲没有反应，江疏雨又叫了一声，甚至还伸手在他眼前挥了一下。好一会，宁哲终于回过神来，连声答应：“好好，我这就给你弄出成符文，你先休息会儿，等你同门他们都出来了，再送你们回去。”江疏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实力强大，得到了出城符文，他的计划也可以顺利进行了。宁哲回到桌子旁，其他几位宗主都看着他，眼中闪烁着求知的欲望。老宁，你刚才怎么了？那个弟子怎么提前出来了？是不是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是啊，他没受伤吧？怎么一个人？他的队友呢？宁哲连喝了3杯茶，又深吸了2口气后才开口。他就是江疏雨，他把新手副本打通了，还杀光了 LV10妖兽。死！几位宗主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许明瑞，此时也震惊不已。他们都注意到江疏雨已经 LV8了，不说别的，5个时辰从 LV1升到 LV8，升级速度逆天了。更何况江疏雨还能杀光副本里的 LV10妖兽，足以说明他的实力有多强。隐藏修炼者果然厉害啊！许明瑞感叹着，只能这么解释了。如果按这样来算，鬼修应该超过了目前所知的罕见天赋修士，完全可以和传说级天赋修士相媲美。答应多爽快，跑路有多快。传说级修士有多强我不知道，毕竟我们都没见过，但罕见天赋修士我们都见过，没这么高的效率才对。就是不知道等级上来后，江疏雨会不会依旧如此强势。确实，比如徐婉这次觉醒的元素召唤师，初期其实也就那样，和其他召唤流术修并没有多大区别。可如果能获得元素增强这个被动技能，就堪比传说级修士了。几位宗主都是过来人，经验丰富，知道有些修士天赋初期很强势，后期反而开始疲软，还有些天赋初期不怎么样，之后会越来越强，而且还要看技能看天赋，相同的天赋之间也有着巨大的差异，数百种天赋里什么情况都有，很难一言而断。宁哲看了眼正在不远处入定的江疏雨，心中也带着一些期待，至少目前来看，江疏雨的鬼修天赋很强大，以后似乎也不归我们管了吧。说的也是，如果他能进玄武圣地，那就该玄武圣地管了。许明瑞感慨道：“我儿从小好胜，这次怕是要受打击了。”宁哲不禁笑出声：“哪里？不止这次，你经常不在玄羽城不知道。其实这几年江疏雨一直压着徐婉一头，徐婉已经当了3年老二了。”这样啊？许明瑞一脸苦笑，徐婉根本没和自己说过，他了解女儿的脾气，越是不说，说明他心里压的气也越大。江疏雨通过入定，正慢慢恢复着精神力。此时他的亡灵傀儡数量已经达到了24，但是芥子空间有足足70个位置，亡灵傀儡只占了1/3而已。想要把剩下的补满，还需要不少时间。晚上9点，6个时辰的副本结束，之前进去的弟子一个个都被传送了出来。经过连续6个时辰的大战，许多弟子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可更多的是兴奋。实战带来的感觉和在宗门里学习完全不同，不少人的衣袍上都染了血，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一股清风吹来，有位长老释放了清洁术，驱散了众人身上的血腥味。各宗门长老们忙碌起来，把自己的弟子集中好，清点人数，看看有没有人受伤，需不需要治疗。一番忙碌下来，结果还算好，大家都全始全中，大部分人都升到了 LV3， 厉害的几位已经达到了 LV5。徐婉同样兴奋不已，经过1天的战斗，他已经 LV6了，达到了各大宗门历年来弟子首次闯荡新手副本的最高纪录。哼哼，这次我肯定不会输了，最高纪录也就 LV6， 我已经做到了。那家伙去哪了？出来后，他并没有看到江疏雨，一对美眸在四周寻找一圈，才在远处看到了正在入定的江疏雨。不可能，他什么时候出来的？接着他的眼睛圆瞪，像是触电般正在原地。妈了，怎么可能？他怎么到 LV8 了？婉儿，许明瑞的声音拉回了徐婉的思绪。爹爹，你怎么来了？徐婉走到许明瑞面前，乖巧叫着。此时的徐婉没有一点高傲的样子，许明瑞眼神中带着宠溺。走吧，我们回家喽。许明瑞乘坐飞行法宝来的，不需要再跟其他同门一起坐灵兽回去。
徐婉跟着许明瑞上了飞行法宝，可眼神还是按捺不住，频频看向江疏雨。他真想看透江疏雨，想知道那家伙是怎么升到 LV8 的。许明瑞注意到了自己女儿的眼神，婉儿，你是不是和江疏雨在较劲啊？徐婉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是啊，我又输了，那臭小子太可恶了。许明瑞哈哈大笑，那要不要爹爹出手解？不。没等许明瑞说完，徐婉已经果断拒绝。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解决，我不会一直输给那个木头的。徐婉哼了一声，眼中的战意熊熊燃烧。许明瑞笑得更加开心了。好，那爹爹就不管了，不过爹爹要提醒你，江疏雨在第5个时辰还没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而且他是杀光了副本里的 LV10妖兽后出来的。徐婉又是一怔，杀光了 LV10妖兽，自己才刚刚走到 LV8和 LV9妖兽的交界区域啊，我连 LV10妖兽是什么样都没见过呢。他觉得自 LV6就能单挑 LV8妖兽已经非常厉害了，没想到江疏雨竟然杀光了 LV10的妖兽，还提前1个时辰出来了。这么说来，如果 LV10妖兽的数量再多点，说不定这家伙就会直接升到 LV10了。我和他的差距竟然这么大吗？徐婉就算不服输，可现在也有些丧气。许明瑞摸摸他的头，每个修士的天赋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有些天赋低级时强大，有些到了后面才会发力，一时的胜负不算什么，和他相比，婉儿，你该知道你更有优势。徐婉明白许明瑞的言外之意，他的优势就是背景资源够多，无论是装备还是技能宝物他都不缺，而像江疏雨这样无权无势的，到后面就会缺灵石缺装备缺技能缺宝物。反正我是不会服输的，就算现在被你压一头，以后我也会超越你的。徐婉只颓废了一会儿，便再次燃起斗志。许明瑞很满意，这才是自己女儿该有的样子。宗门的大玄龟上，孙洋洋特意凑到江疏雨旁边，我已经 LV5了，厉害吧？带着女修一起杀妖兽，很快乐哦，比你一个人有趣多了。江疏雨无语的看着这个二货，试问他到哪里不会快乐？我去，我刚才都没注意到，你怎么都 LV8了？大哥，你这是把副本里的妖兽都清空了吗？我死中求生也就 LV5啊，你压的 LV8怎么来的？你是神仙转世吗？孙洋洋人神共愤的声音特别大，几乎所有人都能听到。这时所有人才注意到江疏雨真的已经 LV8了，大家都 LV3、LV4左右，LV5就很牛掰的时候，江疏雨竟然 LV8了，一下子大玄龟上就热闹起来。虽然许多人依旧害怕江疏雨，害怕他这个鬼修，还有他召唤出来的亡灵傀儡，可靠近强者同样是许多人的正常心理。有人想和江疏雨说说话，联络下感情，可江疏雨依旧沉默不语，再加上亡灵傀儡的可怕，让他们有些犹豫。静！宁哲低喝一声，刚刚吵闹起来的大玄龟顿时又安静下来。孙洋洋摸摸脑袋，不好意思，刚才太激动了，老大，你能不能带着我练级啊？江疏雨说道，有机会的话可以。孙洋洋顿时喜出望外，那就这么说定了。第二天一早，孙洋洋在宗门门口怎么也等不到江疏雨。宁宗主，江疏雨怎么没来啊？宁哲瞥了他一眼，他去玄宇城成交了。啊！孙洋洋这才意识到自己被江疏雨耍了，难怪昨天答应的那么痛快。他忍不住发出一声惨叫。江疏雨，你坑兄弟啊！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情恋落花，我和你没完。江疏雨已经通过传送阵来到了玄宇城南门，高大的城墙伫立在这里，分隔开了人族和妖兽。离开城墙就会进入妖兽区域，这里最弱的妖兽都有 LV10，比起新手副本，这里的妖兽要强得多。同样的，在这里击杀妖兽可以获得更多经验，还可以收集各种材料。运气好点，有些妖兽甚至会掉落武器装备和法宝，这些东西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拿来卖零食。城墙出入口的街道两旁开着不少店铺，铁匠铺、武器店、法宝铺等等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玄武商会，商会独有由玄武大帝创立，遍布大陆的大中小城池。在商会里可以自由买卖装备、材料、丹药、符箓等一切东西，也可以直接把东西卖给商会，或是在商会里寄卖。除了交易，商会里还可以接各种任务。江疏雨第一次来商会，以前只在宗门的卷轴上见过。玄武商会里竖着上百根半人高的石柱，每根石柱上方都镶嵌着一颗奇异宝石，商会的一切功能都可以通过这颗奇异宝石完成，因此商会也被人称为神话级炼器道的最高技艺体现。江疏雨找了个空位，把手放在了奇异宝石上。身份核对中，玄武大陆子民江疏雨允许使用玄武商会功能，贡献值0，权限 LV1。玄武商会只对玄武大陆子民开放。江疏雨拥有商会的使用权限，只不过权限等级很低，只有 LV1。想要拥有更大的权限，只能提升贡献值。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了，暂时和他无关。他草草看了下商会里出售的物品，什么都有，但每样东西的价格都不便宜。江疏雨身上一共100来块灵石，他连最便宜的红级武器都买不起。至于那些更贵的橙级、黄级，可看看就行了，和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江疏雨把一些低级材料的价位记下后，又开始浏览任务列表。成交历练，玄宇城成交的妖兽等级集中在10至25，属于低级区域。相关的任务数量也不算多，大部分都是一些收集材料的任务。长期回收迷梦鹿草，回收价格50灵石份；长期回收雷电虎皮，回收价格20灵石份；长期回收妖兽骨，回收价格30灵石份。药师、铁匠等一些凡修，
都需要大量材料进行技能训练。他们把材料加工成有用的东西再卖出来，可以从中获取一定的收入。在训练的时候，凡修也可以提升等级，如此就形成了一个良好循环。比起曾经生杀予夺全看实力的修真界，现在的这个修真界即使是凡修也能有不错的发展空间。这个任务有点意思。通关 LV17 玄羽城采石场副本，获得副本 BOSS 贪婪妖王的兽核。注：困难级以上副本 BOSS 才会掉落。任务给出的奖励是10万灵石，能出到这样的价格，这个任务显然难度不低。玄羽城采石场在玄羽城南面，也就距离城池50多公里。江疏宇没打算去。LV17 的副本最低 LV12才能进入，他目前的等级不够，去了不知道算不算找死。新手之上，副本难度可分为一般、困难、亚洲。困难级有多难，江疏宇不清楚。根据长老描述，困难级难度至少是一般级的好几倍，没有一支强大的队伍，基本不可能攻下来。至于亚洲级难度，更不是普通修士可以去的。顺带一提，江疏宇正是看到了亚洲级，才确定融入修真界的游戏是西方开发的，当初火遍全球的 ELTML Dash， 他记忆犹新。江疏宇看了会儿，离开了商会，来到城门口。LV8， 鬼修，江疏宇。城门守卫拿着江疏宇给的出城符文，确认江疏宇的信息。他们很疑惑，才 LV8， 宗门怎么会同意你出城呢？要知道，城外的妖兽至少也是 LV10起步，很危险。不过出城符文是真的，城门守卫很快就通过了验证。你的出城符文已经生效，除非有特殊情况，以后你就可以自由出入我玄武大陆的各大城池。外面妖兽很多，你注意安全，万事小心。不行就赶紧跑回来，丢脸没关系，小命最重要。尤其是晚上，有些妖兽专门挑晚上偷袭。城门守卫好心地叮嘱着江疏宇。江疏宇朝着他抱拳行礼，谢谢这位大哥，我会小心的。走出城门，一阵刺骨的寒风迎面吹来，天色顿时暗了好几度，空气中充满了压抑的气息。城里城外宛如两个世界，这城墙不简单啊！一座城墙分割了两个世界。江疏宇抬步向前走去，迅速消失在荒野之中。空气变得越来越压抑，弥漫着嗜血的味道，不时还能听到远方传来的兽吼声，偶尔还能看到有人在这里击杀妖兽，基本上都是 LV10以上的修士。身后的城墙早已不见，他的视线被一层薄薄的迷雾所笼罩。意念一动，一个亡灵傀儡从芥子空间里走了出来。此时芥子空间里一共有28个亡灵傀儡，昨晚通过入定恢复精神后，江疏宇又召唤出了4个亡灵傀儡。江疏宇看着20米开外的一只妖兽，去干掉前面的那只妖兽。亡灵傀儡顿时响着嘎吱声跑了过去。与此同时，江疏宇扔了一个探测术过去。LV10的贪婪妖巡逻兵面目狰狞，拿着一根金刚杵。这只妖兽以力量为主，敏捷和精神都低得可怜，体质倒是不错，说明皮糙肉厚。但这种属性和4大属性都达到750的亡灵傀儡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在这里，主要的妖兽群族就是贪婪妖，他们占据了非常大的区域，一直到50公里外的玄羽城采石场都属于贪婪妖的地盘。眨眼间，亡灵傀儡已经冲到了贪婪妖面前。贪婪妖注意到了亡灵傀儡，抢先发动攻击。金刚杵带着破风声，呼，砸了过来。亡灵傀儡不闪不避，直接被金刚杵砸中。砰！一声巨响，亡灵傀儡晃动了一下，可也仅此而已了。亡灵傀儡已经举起手中的破剑，顺势砍了过去。贪婪妖巡逻兵被砍伤，哇哇大叫，更加卖力地挥动金刚杵反击。于是你砸我一棒，我砍你一剑，二者你来我往，打得不亦乐乎。金刚杵砸在亡灵傀儡身上，除了能让他晃几下，并没造成什么实质伤害。而亡灵傀儡的剑落在贪婪妖巡逻兵身上后，却是实打实的伤害。舞剑之后，贪婪妖巡逻兵发出一声惨叫，倒在血泊之中。击杀 LV10贪婪妖巡逻兵，经验加375，获得贪婪妖之骨。江疏宇的虚空收纳玉里多出了一根妖兽的骨头材料。每个人觉醒之后都会获得一片虚空收纳玉，随着等级提升，虚空收纳玉也会变大，里面可以存放各种材料、装备、食物，什么东西都可以扔在里面，十分方便。江疏宇试过把亡灵傀儡放进去，结果是不可以。杀了一只贪婪妖巡逻兵后，江疏宇已经知道了 LV10妖兽的实力。一般来说，同级妖兽间区别不大。心念一动，加上昨晚召唤的傀儡，江疏宇把32个亡灵傀儡全部都释放了出来，如同在新手副本里一样。这些亡灵傀儡迅速散开，开始各自寻找妖兽。城郊区域里妖兽密度远超新手副本，江疏宇的经验再次开始迅速上升，比起在新手副本里更快。击杀 LV10贪婪妖巡逻兵，经验加375，获得贪婪妖之骨。击杀 LV10恐怖灰狼，经验加350，获得光滑狼皮。提醒就像是弹幕一样开始刷屏，江疏宇都看得有些目不暇接。按这个速度下去，升到 LV10最多也就是1小时不到的事情。来对了，江疏宇握了握拳头，心中也有些激动。按这个速度下去，在大考前升到 LV18应该不成问题。至于更高就不好说了，要看 LV10以后的经验变化。亡灵傀儡散开着前行，也引起了一些修士的注意。他们第一眼看到亡灵傀儡的时候，还以为是什么妖兽，用过探测术后才发现这是召唤生灵。只是这个召唤生灵太强了，杀只 LV10的妖兽如同砍瓜切菜简单。已经有人开始打起寻找他们主人的主意来了。幸好亡灵傀儡离得比较远，江疏宇可以远程收回，让对方无迹可寻。江疏宇转变方向，离开荒野，走入森林。
森林之中地形复杂，视野也会更差，容易被高级妖兽偷袭，危险系数更高，所以大部分人不喜欢进森林。亡灵傀儡全部散开在森林中游走，比新手副本复杂的地形对他们来说无伤大雅。一幅地形图在江疏宇的脑海中逐渐形成，一草一木，一目了然。1小时后，江疏宇身上第2次出现了光柱，他的等级达到了 LV10。亡灵傀儡一刻不停，不断击杀一只又一只妖兽，源源不断为江疏宇提供经验和物品。从来没有人能像他一样轻松升级。法修的精神力会耗空，束修在长时间战斗后也同样会疲惫不堪。任何修士都需要休息恢复，但傀儡不需要，只要他们还活着，没被人打散，就可以永远行动下去。没妖兽了。江疏宇看着空空荡荡的森林，只不过1小时多点，里面的妖兽已经被他清空了。江疏宇不得不离开此处，朝着更深入的地方走去。不知不觉，他离玄羽城越来越远了。一路走一路刷，他已经不再局限于 LV10 妖兽了。LV11到 LV15，甚至 LV16的妖兽也随便杀，顶多就是亡灵傀儡多砍几剑的事情。毕竟亡灵傀儡的体质摆在那里，你砍不动我，我却可以砍死你，就是这么简单。LV10的人带着一帮超高属性的亡灵傀儡横扫，江疏宇所过之处，一只妖兽都没能活下来。到了下午的时候，江疏宇经验已经达到了 LV11，99.00%，距离 LV12只剩一步之遥。此时傀儡数量也已经达到了44，如同一支不知疲倦的可怕军队，在这片区域横戈跃马，万夫莫敌。LV12就可以学习新技能，可惜我没有功法卷轴，看来只能先用天赋技能顶着了。幸好天赋足够强大，即使没有新技能，也不影响升级。修士每隔12级就可以学习新技能。学习技能有3种途径：一是长老传授，2是通过秘籍学习，3是利用功法卷轴。像江疏宇这种隐藏修炼者，基本没有长老可以教，而且他还是唯一的鬼修，更不存在秘籍让他学习。唯一途径就是功法卷轴。功法卷轴可以在商会里买到，25级以下修士所使用的初级功法卷轴，售价都在10万灵石一个，超级贵。使用功法卷轴会随机获得对应天赋的技能，正是因为如此，也有可能开出已经学会的技能。如果这样的乌龙发生，就意味着10万灵石打了水漂。更何况以后级别高了，还需要中级功法卷轴、高级功法卷轴，那价格更是天文数字。觉醒技能，偏偏江疏宇想要学到这个天赋的新技能，这是唯一的途径。在江疏宇思索的时候，升级的光芒再次亮起，终于达到了 LV12。LV12 鬼修亡灵师，唯一隐藏江疏宇。力量120，敏捷120，精神360，体质120，装备无。芥子空间44120，亡灵傀儡，数量44，天赋全技能加成 LV2为1，被动技能伤害转移，主动技能魂火 LV12，召唤亡灵傀儡 LV12，全技能加成 LV2，所有技能增幅2000%，伤害转移，修士所受所有伤害由召唤生灵承担。魂火 LV12，燃烧目标灵魂，持续灼烧伤害，威力根据自身的精神力和技能等级而定。召唤亡灵傀儡 LV12，召唤一个成级亡灵傀儡。江疏宇看着自己升级后的属性，力量和敏捷变化不大，每次升级都会增加时，非常稳定。倒是精神力直接达到了360点，翻了3倍。都说在 LV12之后，属性会有一次大增幅，我属于召唤束修，变化最大的就是精神力。接着他整个人都激动起来，天赋再度变强，从10倍增幅变成了20倍增幅。即使在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亡灵傀儡的战力都能提升好多倍。更何况亡灵傀儡的等级也发生了变化，从红级亡灵傀儡变成了橙级亡灵傀儡。江疏宇迫不及待召唤出了一个，只见橙级亡灵傀儡身上的棕色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橙红之色，身上的裂缝也几乎完全消失，连手上的破剑都亮了几分，至少不像垃圾堆里捡出来的了。橙级亡灵傀儡雷霆万君 LV1， 对目标造成自身力量2000%的伤害 ，CD 10分钟。依旧是4大均衡的属性，基础属性全是150，经过全技能加成的20倍加成后，全部属性达到了惊人的3000。以江疏宇目前掌握的信息，他已经无法判断这个数值应该和多少级的修士相当。这个属性，江疏宇完全可以在这片区域里横着走。此外还加了一项技能，让亡灵傀儡有了大招，这算是一根针筒破天吗？江疏宇想到了一句话，不需要什么精美绝伦的花哨技能，只需要1、2个实用且强大的技能就足以稳坐钓鱼台。现在的他就是这种情况，既没有法修那光彩异目的招式，也没有束修目不暇接的战绩。凭他现在的这些，他敢说 LV25以下的人不可能是他的对手。越阶挑战对别人来说可望不可及，对他来说并不难。就算他站着让 LV25的人打，也要很久才能打死他。江疏宇正要继续召唤橙级亡灵傀儡，一道破风声响起，紧接着一支利剑从他眼前飞过，嗖嗖，又是数支利剑从他眼前飞过，其中一支射在了他身上，一层无形的薄膜出现，挡住了利剑。被动技能自动发动，所有伤害全部转移到亡灵傀儡身上，江疏宇并没有受伤。江疏宇立马反应过来，此时亡灵傀儡眼中冒出红光，进入戒备模式。一个黑衣人从森林中跑出，他的速度很快，敏捷属性不低，应该是刺客天赋的修士。他看到了江疏宇，迅速调转方向跑去，眨眼间便消失不见。在黑衣人走后2秒，又有2人追了上来。
射手弓箭术修，还有一个召唤术修。不用说，刚才好几件是射手的功劳。如果不是江疏宇有伤害转移这个被动技能，现在肯定受伤了。两人没搭理江疏宇，迅速追去。江疏宇目光闪烁，方向错了。黑衣人在这里换过方向，他们注定无功而返。果然，不多时，两人退了回来。召唤师使用技能，江疏宇感觉有一阵风向四周吹。数秒后，召唤师叹了口气，那家伙很狡猾，已经逃了。没关系，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射手说完，看向江疏宇，小孩，刚才有没有黑衣人经过？江疏宇并没有回答，而是看着他。你的箭射中了我，道歉。射手看着地上的箭，明白过来，不好意思，我的失误。江疏宇摆摆手，下不为例。射手有种错觉，江疏宇好像在俯视自己，而召唤师神情阴沉。对方逃走，他本来心情就不好。他转头朝着江疏宇身边的亡灵傀儡看来，幽冥系召唤生灵。他的眼神中透着一丝厌恶，慢慢举起了手中的法杖。亡灵傀儡眼中冒出红光，进入战斗姿态。射手忽然拉住召唤师，低声道：“别惹事。”召唤师的眼珠子转了一下，最终还是放下手。知道了。看着退走的两人，江疏宇冷哼一声：“算你们运气好。”尽管他没用探测术，但从刚才那一剑的威力来看，攻击力并不大。这两个人等级也不会太高，顶多 LV25。如果那人要对自己下手，江疏宇感觉自己可能要第一次杀人了。他不是圣母，被人欺负到头上，一定百倍奉还。刚才召唤师在举起法杖的时候，江疏宇已经把所有亡灵傀儡都收回了芥子空间，瞬息之间就可以将他们包围。一旦开战，他们绝对会被乱箭凌迟，不分尸。击杀 LV11贪婪妖巡逻兵，经验加400；击杀 LV12贪婪妖士兵，经验加425，获得贪婪妖之骨。提示如刷屏般涌来，经验也在迅速上涨。48个成级亡灵傀儡在林中击杀妖兽，随着技能提升，江疏宇再次享受到了秒杀的快感。这些成级亡灵傀儡遇到 LV10到 LV13的贪婪妖，都是一剑秒杀，效率再次提升。但他从 LV12开始升级的经验需求再次提升，而且提升了3倍，升级越来越慢。按此计算，至少要杀5000只贪婪妖才够江疏宇升一级的。亡灵傀儡不知疲惫，一路秒杀，可还是差了点。一直到黑夜降临，江疏宇距离 LV14还缺 30% 的经验。江疏宇在林中升起了一堆篝火，吃着从家里带来的食物，他没打算回去，时间有限，不能浪费在途中。按现在的速度，明天差不多能升到 LV16，后天能不能到 LV18还不清楚。LV18之后升级速度还会进一步下降，还要留1天的时间赶回去。这样算来，我最多升到 LV20。当初姐姐是怎么做到的啊？虽然姐姐是传说极速修刀锋武者，可升级速度也不可能超过我才对，肯定有什么地方疏忽了。江疏宇在记忆中思索着，想着从宗门里学到的知识，再结合当时江疏离的行动路径模拟起来。忽然他意识到了什么，玄羽城采石场副本，难道姐姐和人组队去了玄羽城采石场？困难级副本中都是实力更加强大的妖兽，经验肯定多，所以姐姐才会受伤。江疏宇握了下拳头，觉得自己猜的应该没错，心中打定了主意，没错，一定是这样，明天就去看看。夜越来越深，以江疏宇为中心，方圆500米的妖兽都已经被清空，亡灵傀儡隐藏在黑夜之中，他则开始入定。有48个亡灵傀儡保护，再加上被动技能存在，根本不需要担心安全问题。夜晚的森林并不安静，远方偶尔会有狼嚎声传来，还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作响，合并起来听着倒有些阴森恐怖。江疏宇所在之处温度比别的地方要低，亡灵傀儡的存在让温柔的晚风变成了阴风。半夜忽然有亡灵傀儡提醒他，有人正朝着自己的所在过来。江疏宇从入定中醒来，是来击杀妖兽的修士吗？迷路了？半夜来森林中练级的人可不多呀。江疏宇没有动，但心中已经敲响了警钟。在外面不可鲁莽行事，太过大条。篝火在夜里就是唯一的光。很快，来人出现在江疏宇的视线中。江疏宇见过，是你，下午东奔西逃的黑衣女子，请问有吃的吗？她的声音很好听，一双美眸在火光中明亮清澈。江疏宇取出一个烤土豆，撒上辣椒面递了过去。他准备的食物只有这个，还有辣椒面，还有一些水。黑衣女子没有嫌弃，摘掉面纱后大口大口吃起来，似乎饿坏了。面纱后是张清秀精致的小脸，看上去只有17、18岁。江疏宇没有对他使用探测术，一是不礼貌，二是会引来敌视。谢还没说出口，他整个人的后背剧烈颤抖，咳嗽起来，被噎住了。江疏宇拿出一壶水递了过去，黑衣女子喝了几口，这才顺了下去。谢谢。他终于把话说清楚了。江疏宇只点头会意。黑衣女子一口一口吃着，江疏宇什么都没说，气氛陷入诡异的沉默。他吃得并不快，动作优雅，灵动的眼睛不时看向江疏宇，他眼中闪烁着微光，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吃完之后，他终于开口了：“请问你叫什么名字？”见江疏宇并没有回答，他又继续说道：“那这样好不好？我们互相使用探测术如何？”追踪。江疏宇思索一会儿，点头。两人的指尖同时泛起微光，朝着对方使用了探测术。江疏宇愣了一下，探测术失效了，竟然没有任何信息反馈。黑衣人娇笑起来，一副诡计得逞的模样。嘿嘿，是不是什么都没有看到？原来你是江疏宇 ，LV10鬼修，我从没有听过这个天赋哎，好奇怪。我记得下午看到你身边有个傀儡，
那是你的召唤生灵吗？幽冥系的召唤生灵很少见的。他的话突然多了起来，一句接着一句。你怎么不说话呀？别告诉我你是哑巴，你的样子看起来可不像。江疏雨看着他，轻轻挑眉。为什么？他如同见了新大陆，小脸上写满了惊奇。原来你会说话呀？为什么？江疏雨看着他，又问了一句。黑衣女子笑容依旧。你是问探测术为什么会失效吧？当然是因为这个了。他拿出一个玉佩，这个是隔绝玉佩，只要带着它，对你使用探测术的人，只要等级没有超出你12级，都会失效。他把隔绝玉佩收了起来。现在再对我用探测术试试。江疏雨点点头，扔出探测术。LV23潜影杀手百里奚。一阵清风吹来，百里奚的笑容瞬间消失。江疏雨也朝那处地方看去。江疏雨早就通过亡灵傀儡发现了来人，除了今天见过的射手和召唤师，现在又多了一个背着剑的束修。3个人从不同方向包围了他们。百里奚眉头皱紧，精致的小脸也拧巴起来。没完没了，不就是一个终极功法卷轴吗？都追了我好几天了，还没放弃。百里奚用力跺了一下脚，对着江疏雨轻笑。小朋友，姐姐先走了，以后有机会再来找你玩。嗖，一支利剑自黑暗中射来，百里奚反应迅速，须臾间侧身躲过。砰！利剑炸开，竟化作2道流光，分别落在江疏雨和百里奚身上。江疏雨和百里奚的头顶顿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标记，在黑夜中闪闪发光，看着就像移动的孔明灯。糟糕，记号剑！百里奚小脸猛地一摆，他感觉事情麻烦了。江疏雨记得关于记号剑的讯息，这是大部分射手的一个技能，可以对目标进行标记，可以显示目标踪迹，而且无法隐身。记号剑对于杀手、刺客之类的束修非常有效，可以限制住他们的隐身技能。在攻略副本的时候，这种剑也可以用来对付一些擅长隐匿踪迹的妖兽。被射手做下标记，隐身技能受限，想逃基本不可能。冷笑声响起，这次逃不掉了吧？呵呵。召唤师从林中走了出来，另外一侧，射手正站在树上，还有一方剑修也到了。召唤师握着法杖，冰冷的目光从江疏雨和百里奚身上扫过。早就该猜到你们是一伙的，影子和幽冥倒是天生一对，蛇鼠一窝。百里奚手中的流光一闪而逝，一把寒气凛冽的匕首出现在他手中。他和此事无关，我把功法卷轴还给你们，以后各走各路。树上的射手毫无顾忌地笑起来，哈哈哈，笑死人了！如果是之前当然没问题，但现在嘛，我们觉得还是杀了你比较保险。召唤师跟着说道，死人才能保守秘密，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我们有终极功法卷轴，多一事不如省一事，你说呢？百里奚压低声音，一会我拖住他们，你先跑。江疏雨看着他，那你呢？别忘了，我是潜影杀手，黑夜是我的主场，自有办法脱身。江疏雨知道百里奚是在瞎扯，如果百里奚真的能打过，也不至于一开始就要逃跑了。身为潜影杀手，之前或许真的能脱身，但现在被记号剑做了标记，他根本不可能再隐身跑路了。想脱身？做梦吧！射手沉声道，别废话了，夜长梦多，动手！召唤师举起法杖，今天不仅你要死，这个小家伙也一样。法杖迸溅出夺目光辉，硕大无比的光团升上天空，周边的森林如同置身白昼。光亮术！召唤师的光亮术不仅仅可以用来照明，还能提升召唤师的术法命中率。最重要的是，光亮术还能克制住隐身技能。这种情况只会让百里奚更加憋屈。呀的，拼了！百里奚手中光芒一闪，全身紧绷起来，美丽的眼睛微微眯着，他的目光变得更加锐利，开始观察四周，寻找突破的机会。在树梢里的射手已经拉满了弓，箭矢一触即发。剑修也取下了背后的剑，举在身后扬起，蓄势待发。召唤师的法杖正闪闪发光，三人合围，没有给百里奚留任何逃跑的缝隙。这时，江疏雨的手指微微抬起，身前出现了一个亡灵傀儡。皮肤撼术！召唤师脸上不屑，还有眼底无法掩饰的深恶痛绝。爆火兽！召唤师轻喝一声，森林之上凭空出现了一团直径足有1米的巨大火球，裹挟着熊熊烈焰冲向二人。爆火术是达到 LV25 的召唤师才能掌握的，威力巨大，一旦被命中，不死也伤。快躲开！百里奚俏脸一变，立即拉着江疏雨后退。可惜召唤师在施展爆火术的同时，还释放出了缠绕术。百里奚正拉着江疏雨后退，一刹那，他只感觉身子一重，速度慢了下来。一条无形的精神力如同细线一般从法杖上延伸过来，缠绕住了二人的脚踝。在百里奚被缠绕的同时，射手也松手了。嗡！弓弦震动，一箭射出。射手的技能苍风烈箭，一箭化3，可以造成3倍攻击。这时剑修也如离弦之箭，以惊人的速度朝着二人飞去。完蛋了！百里奚脸色惨白，一咬牙，江疏雨被用力推开，离开了攻击范围。就在此时，百里奚的左右两侧出现了2个亡灵傀儡，3个亡灵傀儡就像3面盾牌，牢牢将百里奚护在中间。火球落在了亡灵傀儡身上，轰！火光炸开，漫天焰花。射手的苍风烈箭与亡灵傀儡碰撞，发出金属般的轰鸣声。剑修此刻也和亡灵傀儡撞到了一起。然而，亡灵傀儡纹丝不动，剑修却被震飞开来。火光中，亡灵傀儡缓缓走出，浑身散发着橙黄的光芒，没有一点受伤的迹象。不，这怎么可能？
召唤师不敢相信自己见到的这一幕，他早就用控制术测过，江疏雨只是 LV12 的鬼修罢了。召唤生灵的等级不可能超过修士，最多也就 LV12 而已。以自己的 LV26 的实力，竟然不能秒杀这样的小新兵单子。射手和剑修也惊呆了，这是什么召唤生灵？竟然这么强！嘎吱嘎吱，伴随着令人心尖发毛的摩擦声，一个个亡灵傀儡现在四周，整整48个亡灵傀儡将三人层层包围。不只是三人惊呆了，百里奚也惊呆了，他的双眼透露着迷茫，嘴巴怎么都合不拢，看起来还有点可爱。其实今天下午他见过江疏雨的亡灵傀儡，但没有想到会这么强。明明才 LV12 的亡灵傀儡而已，而且傀儡全身还能看见不少裂痕，手上的破剑似乎随时会锈掉。总之，一个词形容，不堪一击。百里奚想不通，这玩意儿怎么会这么强？ LV25 召唤师的技能竟然伤不到他，还有射手的苍锋烈剑，一向强势的剑修都无法对他造成伤害。这真的是 LV12 的召唤生灵吗？似乎强的有些离谱。而且若是一个也罢了，但眼下一团团火光在幽深的夜晚点亮，一个个亡灵傀儡悄然无声的出现。江疏雨人狠话不多，他踱步到百里奚身边，眼中杀意迸发。杀！意念一动，亡灵傀儡顿时发难。召唤师脸色大变，法杖一震，身上出现了一个保护罩——极光护盾。这是专属于大多数召唤师的招牌技能。据说，若是达到神话级召唤师的层次，只要撑着护盾，哪怕一个城池也可在禁咒打击下风平浪静，堪比护宗大阵。不过，召唤师的敏捷属性低，行动速度不可能像射手那样行走如飞，而且现在他陷于包围之中，更没有可以躲闪的空间。亡灵傀儡毫无表情，手起剑落，极光护盾骤然扭曲晃动起来。召唤师脸色大变，才一剑，极光护盾就差点破了。这些傀儡究竟是什么来头？攻击力竟恐怖如斯。可战场哪有时间犹豫？此时，第二个亡灵傀儡的剑随之落下，极光护盾一触即溃，化为繁星银芒，消散在森林之中。抵御焰火，召唤师再次释放技能，亡羊补牢。炽热的火焰如银花般向前喷涌，眼前的几个傀儡顿时被火焰推出数十米外。他眼中的喜色还未绽放开来，眼前便一黑，两个傀儡已经跃到了召唤师的头顶。男主福利，富婆送礼。两个傀儡没有给他使用技能的机会，剑光闪过，召唤师的脑袋已经在天上翻滚，而后进行华丽的自由落体运动，面容呆滞。前后不过2秒，召唤师殒命。射手此时也被亡灵傀儡追杀，形容狼狈。耳闻目睹召唤师被杀的整个过程，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就算射手比召唤师敏捷，可比起3000数值的亡灵傀儡还是差了不少。他不断技能瞬移，试图脱离亡灵傀儡的包围，可惜一次又一次的拼命奔波，不过都是徒劳。随着亡灵傀儡步步紧逼，他可以行动的范围越来越小。相比死去的召唤师和即将死去的射手，剑修的处境就好了不少。此时他全身覆盖着一层金色的光，在无形屏障下一次次发动技能，突刺朝远处逃跑。这层光比起召唤师的极光护盾还要坚固，将他牢牢保护起来。即使亡灵傀儡的剑落在他身上，都无法对他造成伤害，是极致防守。没想到这个剑修竟然运气挺好的。江疏雨知道这个技能，这是剑修的核心技能之一，一旦发动，短时间内防御数值会变得极高。具体有多强没人知道，但有相应数据参考。一个25级的剑修在施展极致防守时，可以承受50级召唤师的一击。虽然只是一下，但也足见极致防守有多强。掌握极致防守的剑修和没有掌握极致防守的剑修，如同两种修士。但极致防守可不容易学到，没有相应的秘籍，只能用功法卷轴，全靠偶然。此时，剑修顶着极致防守疯狂逃跑，耳后传来一声惨叫，他知道射手也死了。召唤师和射手连着身死，剑修的傲气彻底被打碎了。这些亡灵傀儡怎么这么可怕？早知有这么变态的东西，他就不来了。为了个终极功法卷轴，丢了小命，血亏。包围他，使用技能，别让他逃了。江疏雨给傀儡下达了命令，他不可能放刚才想杀自己的剑修逃走。弱肉强食的法则在修真界通行。亡灵傀儡的剑同时散发出红光，雷霆万钧，对目标造成自身力量200%的伤害。力量高达3000的亡灵傀儡，在使用技能后，攻击力瞬间翻倍。还会使用技能？剑修现在只想吐血。亡灵傀儡已经够可怕了，竟然还会使用技能，这是要逆天啊！散发着红芒的破剑落在了他身上，剑修身上的光顿时暗淡许多。接着第2下、第3下，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极致防守能坚持1分钟，但吸收的伤害越高，极致防守持续的时间也会缩短。一个个亡灵傀儡如潮涌上来，一一发动技能，断掉了剑修的退路。屏障中的剑修现在唯一的心情只有绝望。10几秒后，他带着不甘被亡灵傀儡千刀万剐，要么不做，要么做绝。都死了。百里奚到现在都没反应过来，从开战到结束前后估计不过20秒，敌方3人都已被杀，而始作俑者就站在他身旁，连动都没动。江疏雨点头，百里奚说的没错，确实都死了。几十个亡灵傀儡屁颠屁颠跑回来，胳膊架子里还捧着不少东西。修士死后，虚空收纳狱里的东西就会掉出来。亡灵傀儡看见发光的东西，顺手把他们都打包回来了。成级奥格瑞玛星多雷金杖，属性：精神加20，召唤技能加成正5%，限制
LV22，成级奥格瑞玛飓风之弓，属性敏捷加20，弓箭技能加成正 5%， 限制 LV22，成级奥格瑞玛单手剑，属性力量加10，体质加10，攻击技能加成正 5%， 限制 LV22，成级奥格瑞玛盾牌，属性体质加20，防御技能加成正 5%， 限制 LV22，四件成级装备整整齐齐被铺开，装备上散发着橙红色的光芒，和亡灵傀儡身上的光泽有点相似。见江疏雨有些疑惑，百里奚给他介绍起来，这都是从奥格瑞玛部落副本里得来的武器。江疏雨沉默了，奥格瑞玛他知道，但是有这么个副本的事情他是真的不知道。百里奚看出江疏雨不懂，继续解释起来，奥格瑞玛部落是弥格城的一座25级副本，我这3个冤家经常在那儿历练。江疏雨点头，原来如此，这4件成级装备对他来说没什么用，但可以卖些零食，他一点不客气收了起来。百里奚对此没有任何争议。剩下的一些材料，比如狼皮、兽骨、迷梦鹿草，数量都不算多，江疏雨也照单全收。苍蝇腿再小也是肉，可以卖点零食。然后就只剩下一个东西了，初级功法卷轴。信息：随机获得 LV25以下技能。没想到是功法卷轴，这卷轴可是价值10万零食，千金难买。江疏雨拿着卷轴开始纠结是自己用还是拿去换零食。百里奚问道：你应该还没用过这个东西吧？江疏雨点点头，确实没用过。那你可以用一下，虽然有概率获得已经学会的技能，也有可能学到新技能哦。不对，你不会是想着卖零食吧？不是吧，弟弟，你这么缺零食吗？初级功法卷轴而已，又不是高级的，能值什么钱？在百里奚口中，10万零食好像不算什么财富，看来是个家境好的富婆。江疏雨握着功法卷轴，你可能没我大，还有怎么用？百里奚掩嘴笑了起来，这都要算，你不觉得当弟弟很好吗？姐姐罩你，可很简单，你握着卷轴，说一声开启就好了。江疏雨挑眉，见他自己不好意思说，也不纠结这个问题了，没有怀疑，拿着照做。开启。四周一片安静，百里奚还笑嘻嘻的。哎呀，不对，你的声音不够大，再来一次。江疏雨无语的看着他，没有说话。他是没用过，但是又不傻。下一秒，江疏雨直接用精神力激动功法卷轴。百里奚正一脸期盼的看着江疏雨，可江疏雨一直没开口。忽然，功法卷轴爆发出金色的光芒，笼罩住了江疏雨。啊！百里奚一脸失望，竟然被你发现了。他还想逗逗江疏雨的，结果被没想到江疏雨智商还不低。技能 LV1 枯骨烂炸，属性用精神力引爆死亡后的血肉之躯，对1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枯骨能量 10% 的伤害。获得了一个新技能，卷轴没有浪费。再看属性，初看似乎很鸡肋，才1米范围，1米够做什么？打架的时候对面丢个剑气都有10米了，而且威力是用枯骨能量计算的。枯骨能量江疏雨可以理解，在鬼修眼里，即便是死物也有能量，能量来自血肉、骨骼，甚至灵魂。即使死了，体内的能量也不会比活着的时候少。就像有些强大修士在死后，有的魂魄留存，或是魂飞魄散，却肉身不腐，还能不断散发着巨大能量。可江疏雨却从中看到了不一样的亮点，这完全可以当做群攻技能。如果他面对成千上万的敌人时，总不能靠傀儡一剑剑砍吧？那也太慢了。但如果此时有一个敌军被杀死，他再引爆，瞬间就能造成范围伤害，其他人被炸死之后又可以如此循环。只要他有精神力，技能就如永动机般不会停止。再加上他的外挂，范围成问题吗？加上全技能 2000% 加成，就是20米，又多了一个大招。只要有子级神话天赋，江疏雨的技能几乎都是神级。光芒散去，百里奚眨着大眼睛，一脸好奇。如何？学到新技能了吗？学到了。江疏雨并没有抓着百里奚逗自己的事不放。这个百里奚就是贪玩，他一个男子汉还不至于那么小气。百里奚笑得很开心，哈哈哈，不错嘛，看来运气可以。话说，你为什么不爱说话呢？声音那么好听，真是太可惜了。江疏雨看着他，百里奚似乎和宗门里的大多数女弟子都不一样，不怕他，很活泼，也很有趣。你的声音也好听。江疏雨难得夸人，他并不是不愿说话，只是不愿说废话。在姐姐江疏离面前，还有奶奶面前，他的话并不少。百里奚很高兴，咯咯笑了起来。谢谢你的赞美，我也知道自己的声音很好听。看在你这么人才救了我，说话又好听的份上，这玩意儿就送给你吧。说着，百里奚把一个盒子拿了出来，直接塞到了江疏雨怀中。终极功法卷轴，信息：随机获得醒 LV50至 LV87之间的技能。江疏雨沉默了。商会里的终极功法卷轴价值1000万零食，是他这个穷狗买不起的。而且，百里奚大小姐似乎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被追杀的吧？然而，百里奚依旧一脸无所谓的模样。送给你就收着吧，不然刚才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命跟你说话没有。行，谢谢，收下吧，就当机遇了。而且以百里奚的性子，估计以后还会闯很多祸，帮他兜着，似乎也不是不行。总归是半个人情债，毕竟人家兴许觉得自己的命值1000万零食呢。怎么这么冷啊？百里奚走到篝火旁坐下，伸出手取暖，整个人的眉目也柔和起来，再也没有了之前的防备状态，时不时蹙眉的模样。江疏雨知道这里冷是因为有亡灵傀儡，
亡灵傀儡散开后，百里奚明显好了许多，感受到温度回暖，百里奚自顾自地跟他唠叨起来。我之前在弥格城的奥格瑞玛部落发现了一个机缘宝箱，当时我就想着，既然出现在我面前，那我就打开呗，然后就得了这个终极功法卷轴。谁能想到被那几个冤家看见了，想要抢。虽然这东西也不值什么钱，但我的东西哪有送出去的道理？之后他们就追杀了我2天啊，从弥格城追到玄羽城，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要追求我呢。百里奚说完翻了个白眼，从他的话里可以听出来，就算是1000万灵石的功法卷轴，他也没有在乎，他在乎的是那是他的东西。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大小姐，只能说太富了。江疏雨看着百里奚，小声提醒他：“你刚才差点死了。”百里奚无所谓的扬起眉毛：“放心，姐死不了。受到致命伤害的时候，我会自动转移的。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啊，如果不是你，我肯定会受伤。受伤多难受啊，姐姐最怕疼了。得，担心完全就是多余。富婆保命手段层出不穷，江疏雨死了，百里奚也死不了。”百里奚伸出手，终极功法卷轴都给你了，还有没有吃的？姐姐还没吃饱呢。江疏雨拿出了几笼屉罐汤包，刚才的战利品。百里奚连忙摇头表示抗拒：“不要这个，我要土豆，撒上辣椒面。”江疏雨哑然失笑，又从篝火里薅出几个烤土豆，分成2半，撒上辣椒面。这还差不多，死人的东西姐才不要。百里奚接过烤土豆，深深地闻了一口，阿香。看他啃得这么起劲，江疏雨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这姑娘真适合当吃播。江木头，你来这里是历练吗？看你的等级，应该还不是圣地弟子吧？江疏雨点头，没有。那你，嘿嘿，咕噜，打算去哪个圣地啊？玄武圣地。江疏雨轻声回应。可以，玄武圣地不错。听到玄武圣地，百里奚一点也不吃惊，还深以为然的点头赞同。他已经被江疏雨的实力深深折服了，凭江疏雨的实力，去哪个圣地都没问题。就算他要去其他大陆的圣地，那些人估计都欢迎的要命。哪有人可以在 LV12时轻易虐杀 LV25的修士，而且还是1v3？如果连江疏雨都进不了玄武圣地，那估计也没人能够割了。百里奚忽然想到了什么，双眼发光。如果你真去了玄武圣地，记得去挑战他们的玄武塔哦。第一次挑战奖励翻倍，而且你冲击的层数越高越好，这样就会获得很多贡献值，在圣地里贡献值比灵石管用啊。对了，玄武圣地里个神道峰，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进去。百里奚似乎对玄武圣地很了解，滔滔不绝和江疏雨说着关于玄武圣地的情况。在他的介绍里，江疏雨的脑海中建立起了玄武圣地的大概轮廓。整个夜晚几乎都是百里奚在说，江疏雨听。森林之中，百里奚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呢喃入梦，靠着树睡着了。江疏雨取出了一个薄被，拿给百里奚盖好后，就开始入定。第二天，阳光透过淡薄的云层和葱葱郁郁的枝叶，映在了江疏雨的脸上。从入定中苏醒过来，就看见百里奚眨巴着眼睛看着他。还有土豆吗？百里奚笑意甜美，伸出双手。江疏雨叹了口气，取出一个土豆放了上去。就一个呀？江疏雨又拿出一个。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小钱？不就是土豆吗？对，男子汉要大度，要会分享，都拿来。最后，江疏雨把虚空收纳玉里剩下的20几个土豆都给了百里奚。真没了？百里奚依旧不信，那样子恨不得钻进江疏雨的虚空收纳玉里亲自翻找。江疏雨摊开手，真没了，全给你了。百里奚这才放过江疏雨。好吧，姐相信你了。姐走了，我也要去历练杀妖兽升级。江木头，我们以后有缘再见了。你快努力升上来，我等着你带我升级带我飞。百里奚走得很干脆，带走了土豆，也带走了小被子。江疏雨在百里奚走后喃喃自语：带你升级，带你飞。经过一整夜的时间，他所处位置的方圆500米，贪婪妖依旧没有出现。妖兽刷新的时间远远超出江疏雨的预料。应该是我扫荡的太快了。森林的清晨露气中还透着轻微的血腥味。那3人的尸体还在森林之中。江疏雨遥遥看着，精神力开始触发技能枯骨烂炸。砰！一声巨响，召唤师的身体炸开，以他为中心，半径10米的地方都变成了废墟。大树的树干也碎裂开来，几根残破的木头还硝烟滚滚。召唤师原本所在的位置还出现了一个大坑，威力不容小觑。江疏雨发现枯骨烂炸的伤害范围360度无死角，呈现球形。既然如此，那在天空中引爆或许杀伤力会更大。他命令亡灵傀儡把射手的身体扔到半空，发动技能。砰！威力果然比刚才更大，猜想印证成功。但枯骨烂炸这个技能有一个缺点，容易误伤自己人。江疏雨和亡灵傀儡都不会被误伤，但组队的道友就不好说了。砰！接着剑修也被引爆了，3人存在过的痕迹彻底被抹去了，一点渣都没剩下。有一说一，枯骨烂炸这个技能真的是修真界出门必备，杀人放火毁尸灭迹之利器。江疏雨按照昨天所规划的，朝玄羽城采石场走去。贪婪妖老巢，越靠近玄羽城采石场，贪婪妖的等级也在逐渐提升。LV14的贪婪妖术士、LV15的贪婪妖剑客，还有LV16的贪婪妖射手都一一出现。但是面对属性超乎寻常的亡灵傀儡，毫无抵抗之力。经过一晚的入定，江疏雨的精神力已经完全恢复，他又可以召唤出5个亡灵傀儡。
随着召唤亡灵傀儡技能等级提升到 LV12，从红级变成了橙级，对精神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召唤一个亡灵傀儡，精神力已经变成了70，江疏雨总计才360点精神力。这样一来，精神力依旧剩10点，还能边走路边恢复。此时，亡灵傀儡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3个。总有一天，芥子空间会满的，他不着急。在他越来越靠近玄宇城采石场副本后，人影也开始多起来。前往副本道路的妖兽基本上都被扫荡干净了。很快，江疏雨看到了入口，一个和新手副本差不多的碎蓝色漩涡，只是尺寸更大，颜色更加幽深。新手副本的漩涡也就拍4平方米那么点，而眼前这个玄宇城采石场副本的入口直径足有拍平方米。漩涡中杀戮的气息滔滔不尽，然而漩涡之外却招人了，3缺1组个一般麻将团了，来个会治疗的法修。咸鱼在线卑微求组一般队，本队法修召唤师齐全，就差在妖兽最猛的术修和体修了。困难级副本队刺客召唤师应有尽有，就差全能法修了。道友们看过来，5缺4，亚洲级必过找我，我是福修。副本门口人声喧昂，不少人正摇旗呐喊，寻找组队的伙伴，而周边也站着许多人正在低声讨论。一个亡灵傀儡晃晃悠悠跟着江疏雨朝副本入口走来，其他的亡灵傀儡都被他收了起来。即使是在芥子空间里，被动技能依旧有效，江疏雨对安全问题毫不担心。嘎吱嘎吱，亡灵傀儡在走路时发出骨头摩擦声，令人心尖发毛。傀儡的魂火在头颅中不断跳动，带着阵阵阴风。江疏雨走过的地方似乎都冷了好几分，而且亡灵傀儡的模样可怕，气息阴森，让许多人不禁向后退了几步。玄武大陆就是这样，不应该说整个苍穹域几乎没有出现过鬼修，幽冥系的数量也很少。因此江疏雨也理解这些人毕竟不是纯正的修仙界，没那么血腥，但他也不会主动跟这些人亲近，表示友好，像个傻白甜。人们纷纷后退，主动给江疏雨让出了一条宽敞的路。江疏雨走到副本前，查看副本介绍。原来这里并不是真正的副本，但也不是新手副本。采石场的等级不高，只有一般和困难难度，并没有亚洲难度。一般难度里的已经是精锐妖兽了，比外面的妖兽要强好几倍，而困难档次的妖兽实力更为强横。江疏雨知道，一般难度基本是3人一队，一个坦克，一个输出，再加个奶妈。狂浪之辈，一般难度里的已经是精锐妖兽了，比外面的妖兽要强好几倍，而困难档次的妖兽实力更为强横。江疏雨知道，一般难度基本是3人一队，一个坦克，一个输出，再加个奶妈。而困难档位则是5人组队，需要双法修、双术修，由此就可以判断出难度差异。亡灵傀儡只是静静地在江疏雨身边站着，于是有人壮着胆子和江疏雨对话：“小友，你是召唤师？”江疏雨不知道此人在打什么主意，只是看着他，等待下文。接着，一道探测术落在了他和亡灵傀儡身上。亡灵傀儡无神又麻木的眼眶突然冒出红光，朝着丢出探测术的人看去。那人吓了一大跳，立马缩头躲了起来。探测术无功而返，没有任何信息。江疏雨身上带着的百里奚送的隔绝玉佩隐隐发光，只要不超过他一个阶段 LV12 的人都无法通过探测术获取他的信息。江疏雨没让亡灵傀儡出手，一个探测术而已，小问题。呵呵，小友，你要不要一起和我们进副本啊？我们这里还缺个输出。小友，你应该是召唤师吧？召唤师的输出也不错，要不你跟我们一起？旁边的人看有人上前，也大着胆子询问江疏雨：“小友，来我们队吧，我们要去困难的副本，只要出装备，我们就平分。”众人似乎都意识到了江疏雨不简单，开始一个个上前邀请他。承蒙厚爱，各位告辞。不过江疏雨却只是摇摇头，转过身看向副本入口。不，他伸手一点，困难。漩涡流光一转，江疏雨的身影消失不见。什么情况？进去了？没错，他一个人进去了。不是，这小友要单枪匹马啊，是不是太狂浪了点？也不能这样说，万一人家有这个实力呢？也是，以往也有人一个人单挑过，可这还是个小孩啊，能一样吗？那位使用探测术的道友出来说说呗。你看到他多少级？什么来头？是啊，他的召唤生灵是幽冥系的，至少我母胎单身30年，还从没见过。那位使用了探测术的人被滴溜出来，神色尴尬。可没看到他任何讯息，应该带了隔绝玉佩。原来如此，那咱大家伙就等着瞧瞧如何，看他能不能站着出来。哈哈，有道理，说不定就是个假把式呢。副本外，不少人都等着看好戏了。毕竟每年都有不少人狂浪自大，一人单挑，结果死在副本里。进入副本后，里面的设施地貌确实同采石场一样。采石场里到处都是压抑的气息，还有浓郁的血腥味，令人作呕。在江疏雨面前立着一个硕大的栏杆门，打开栏杆门就代表正式踏入副本之中。门后，一头2米高的妖兽正在嘶吼，似乎只要江疏雨一打开门，他就会立刻冲过来，把江疏雨狠狠撕成碎片。隔着门，江疏雨扔出了一个探测术 LV17贪婪妖采石场守卫将军级妖兽，技能晕眩攻击。不愧是将军级妖兽，属性比起普通妖兽高了好几倍，力量和体质的数值也极高。LV17的束修，大部分体质数值也不过300-400，比眼前的这只数值指标1000的将军级妖兽差得远了去了。如果不组队跟人合作，确实很难打下困难级副本。可这些属性比起自己的亡灵傀儡，
不说太渣渣，但差得远是肯定的。江疏宇把亡灵傀儡从芥子空间里放了出来，转眼间门外已经站满了亡灵傀儡。随后他轻轻推开门，踏上了第一次攻略副本的旅程。吼！贪婪妖采石场守卫兴奋不已，大吼着从门后冲了出来。迎接他的却是亡灵傀儡的破剑。守卫体型高大，比之亡灵傀儡看起来强大许多，但上帝开了一扇窗，就要给他关上门。守卫的反应能力非常弱，智慧也同样低。亡灵傀儡的破剑落在了他身上，吃！一道狰狞恐怖的裂缝出现在他身上，流出绿色的血液。即使守卫的属性再高，面对一个亡灵傀儡也必死无疑。更何况他现在面对的是亡灵傀儡的围攻，至少有5、6个傀儡围着他，无脑狂砍。才2秒而已，他就惨叫着倒地。击杀 LV17贪婪妖采石场守卫，经验加5100。收到提示，江疏宇眼底闪过一抹惊喜，这经验可比副本外的同级妖兽高了10倍不止。杀这里的一只妖兽相当于外面的10只，而击杀妖兽也就1、2秒而已，没花多少时间。这样下去，历练的速度会得到质的提升。江疏宇觉得自己应该找对升级方向了，立马发布命令。亡灵傀儡举起大宝剑，在一片摩擦声中冲进了副本通道。傀儡大军势不可挡的军队一路横推，击杀 LV17贪婪妖采石场守卫，经验加5100。获得贪婪妖之骨星号5，击杀 LV17贪婪妖采石场守卫，经验加5100。获得贪婪妖皮毛星号6。一条条信息出现，经验开始快速增长，材料也在不断变多。江疏宇脑海中一个困难级副本的详细地形正在迅速形成。采石场副本正如其名，就是一座采石场，里面的地道很多，走到哪里都有路，不管选择哪个洞口，最终都会到达采石场的终点。一般来说，别的队伍都会选其中一条前进，不像江疏宇，每个通道里多了个亡灵傀儡。在进入副本3分钟后，江疏宇身上就出现了升级光芒。LV13了，不错。升级后精神力完全恢复，此时每个亡灵傀儡要消耗80点。江疏宇立即召唤出6个亡灵傀儡加入队伍，亡灵傀儡的数量也达到了59个。LV13鬼修亡灵师唯一隐藏江疏宇，他查看起自己的属性，力量、敏捷、体质都是140加了20，精神力增加了120，现在是480。江疏宇在查看之后明白了这个道理，技能又提升了一波，亡灵傀儡的4大属性已经达到了3400，基础属性提升20点，又翻了20倍，最终结果就是增加400。所有变化基本都在意料之中，唯独刚获得的枯骨烂炸技能依旧是 LV1，没有变化。为什么呢？江疏宇疑惑不已，为什么魂火和召唤亡灵傀儡技能都提升了，枯骨烂炸技能却没有变化？这一情况不在他的知识范畴内，触及了知识盲区。如果百里奚在就好了，也许他知道。江疏宇想到了百里奚，那个喜欢恶作剧、自称姐姐还话痨的女生。不可否认，她知道的东西比自己多太多了。暂时压下心头的疑虑，江疏宇继续往副本深处探去。采石场里有8个路，每条地洞之间互有连接，像个迷宫。不过幸好，这些路最终都会汇合到一起，不至于让傀儡们再绕一圈。江疏宇把亡灵傀儡平均分配在每个道路中，一只妖兽都不放过，经验大把增加，推着他的等级稳步上升。LV14鬼修亡灵师唯一隐藏江疏宇，精神力满值，他又召唤了6个成级亡灵傀儡，效率跟副本之外比起来快了不止1星半点。当他走完一条通道时，几条路通道里的妖兽已经彻底被扫空。等级14、75、00百分号，就差一点了，前后不过半小时，效率非常高。穿过迷宫地道便是副本的末篇，放眼望去，前方的回廊有好几公里，可惜旁边不是风景，回廊两边是一间牢狱。妖兽的吼声不断从里面传来，在幽深的回廊中回荡，空气中多了一股腥臭。一头体型庞大、毛发散乱、正在沉睡的妖兽挡在路中央。这头妖兽的外形与狼、狗相近，若是站在江疏宇身前，似乎有3米高，体长更有5米长。探测术蜻蜓点水，飘在妖兽身上。LV18采石场柴王精锐头目，力量1800，敏捷1800，精神1000，体质2600，技能咆哮。这是江疏宇第一次遇到头目级妖兽，而且还是精锐级别的头目。4个维度虽然不如亡灵傀儡，但比起其他妖兽来还是要强得多。连头目的属性都已经高成这样了，看来最后的 BOSS 实力会更强。困难难度会有这种妖兽也正常，但是应该不会比亡灵傀儡强，不然组队闯副本的人应该要更多才行。一般来说，有能力攻略困难难度副本的，其本身的等级肯定会超越副本等级。一支闯困难本的5人队，平均等级可能都要到 LV21-23才够，而且装备的精良，技能还要杀伤力够大，否则根本攻不下困难副本。像江疏宇这种 LV12就单刷困难副本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受到探测术打扰，柴王从沉睡中苏醒，他缓缓站起，巨大的身躯超出江疏宇的预估。江疏宇和亡灵傀儡甚至都还没到他的膝盖骨。他猩红的双眼看向江疏宇，似乎在渴望鲜血的味道。江疏宇，到一股压迫感意图降临在他身上。上！江疏宇毫不犹豫地开口。65个傀儡如闪电般抓着剑冲向了柴王。吼！柴王发出咆哮声，
技能爆发，强烈的冲击波自他口中喷出，冲在最前地30余个亡灵傀儡被齐齐震飞，整个空间撼天震地般摇晃，柴王的头顶落下无数碎石。站在数十米外地江疏雨都感觉到了柴王攻击的余波，不免有些惊讶。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亡灵傀儡会被对方震飞，而且还是成片的情况。亡灵傀儡飞到空中，少顷，有摔在地上的，有撞在了头顶的岩石上地，还有撞在两侧牢房门上的。傀儡垂着头，看起来有些狼狈。江疏雨却不担心，还松了口气。他能感受到亡灵傀儡只是飞了一下而已，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毕竟3400的数值可不是盖的，防御力强悍。傀儡们迅速调整好姿势，直接向柴王飞奔而去。刚才撞倒时的伤痕，此时已经消失无踪。他们头颅之中的魂火依旧旺炽。雷霆万钧！江疏雨唇齿轻启，靠近柴王的亡灵傀儡高举破剑，橙黄光芒大盛。下一刻，柴王皮破血流，被打得痛哭流涕，开始嘤嘤哭泣，疼的。但傀儡是没有感情的机器人，他们直接举起剑，飞身而起。柴王还在拼命抵抗，试图用强横的肉身抵挡。唰，剑光落下，柴王嘤嘤嚎叫，疼得左右摇摆，撞击牢门，想把身上的傀儡都甩下来。江疏雨第一次看到会哭的妖兽，忍不住嘴角一抽。如果这货遇到了御兽束修，估计还能活下。但鲍斯，他迅速调整表情，耐心等待战果。嘤，傀儡的指节紧紧扣在他的毛发上，麻木地挥着一剑又一剑。柴王的声音也越来越小，有气无力。地上的傀儡也没闲着，嘿咻嘿咻砍着。枪，金属和骨头的碰撞声不绝于耳。啪，傀儡被扇飞。枪，啪，直至最后，柴王似乎已经没了力气，侧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不对劲，按道理 BOSS 都会回光返照。江疏雨蹙着眉思索起来。下一秒，江疏雨面色变得古怪起来，因为一个傀儡不知道怎么想的，竟然张开了嘴巴，然后咬了下去。哦！柴王突然有了力气，疼得站起身来。他再次发动技能，所有傀儡被震开，然后他猩红的双目恶狠狠地瞪着江疏雨。就在江疏雨以为柴王要冲上来的时候，哒，江疏雨蹙起眉头，满脑子黑人问号脸。不是，这货怎么跑了？像个二哈一样。此时摔在两侧和地上的傀儡看着一瘸一拐的柴王，立马撑着身躯站起来。翻滚了一两圈的傀儡也直接鲤鱼打挺站了起来。柴王的技能对他们而言不痛不痒，一个个似乎被燃起了斗志，双手高举破剑，两腿嘎吱嘎吱向前追去。吼柴王边跑边嚎叫，长长的回廊里立马传出回应声。吼江疏雨心头一跳，回来！亡灵傀儡们得到命令，立马顿住脚步，转身向江疏雨靠拢。吱呀！在柴王的吼叫声之中，一道道铁门打开，眼中闪烁着红光的妖柴流着口水，哒哒迈着步子走了出来。LV17采石场妖柴技能冲撞 ，LV18采石场妖柴技能啃噬。探测数扔出，只有肉身数值破千，其他都是几百。妖柴们感觉到后，摇头晃脑，似在舒缓脖子，准备开始享用大餐。江疏雨眉头蹙起，这些妖兽的属性并不如贪婪妖守卫高，但是胜在数量。上百只腥臭味的柴走出，那味道，那气场就像是摆在江疏雨面前的一摞摞经验值。此刻的他全然不知道，若是普通的5人组队，根本就不会遇到这么多妖柴。毕竟也没有过把过道里所有贪婪妖全部清空的历史，通常都是一个近战术修在走廊门口堵住一个一个砍，一个远程术修在中间丢群攻技能，法修在后面辅助，而且最多就是10几头柴罢了。亡灵傀儡们还在不断向江疏雨围拢，护住我方主帅，可是毫无实力差距概念，自知之明的妖柴们冲了过来。最外围的亡灵傀儡和妖柴对撞，一向以肉身强横为傲的妖兽此刻郁闷，怎么撞不烂？啃噬，尖牙出鞘。亡灵傀儡面无表情看着妖柴一动不动。江疏雨意念动了，当场4个亡灵傀儡一组，14组齐出，一组一只4剑。数只妖柴当场倒地，死前哼鸣了一声。击杀 LV17采石场妖柴经验加3500，获得光滑妖柴皮毛。击杀 LV18采石场妖柴经验加3700。见到有妖兽死亡，江疏雨心情美妙，运转起技能来，枯骨烂炸。啪轰，几个妖柴的尸骸还未凉，就已经被引爆了。以他们残留灵力的10%再翻倍，还存活着的20米范围内的妖兽会受到2倍自身血条的伤害。但可惜这些妖柴只有1条命。眨眼之间，经验值蹭蹭上涨。LV15，江疏雨原地升级后忍不住感慨，这升级像做梦一样，他像玩游戏，别人都在拼命挣扎。当然了，也不能太过戏，他的命只有1条。不过他还想不到自己会怎么死，毕竟亡灵傀儡一个赛一个的强。大手一挥，7个层级亡灵傀儡出现，150个空间空位，现在已经填了72个，就差一半了。柴王迈着残缺的步子走了回来，眼神中夹杂着迷茫和恐惧。刚才的爆炸是什么动静？眼前这个人类为什么安然无恙？我的子民们怎么都没了呼吸？此刻他的脚边恰好有4个妖柴尸体，一起来尝尝这个技能的滋味吧，等你刷新后可就体验不到了。江疏雨说的话他还没听懂，
只见眼前被一片白光侵入，所有东西都看不见了，只有耳边有骨头碎裂的啪啪声和爆炸声。嗷呜！柴王此时浑身猩红，颤颤巍巍地靠在一边。江疏雨看着他，许多血肉已经没了，只有白骨森森。柴王临死前深深地看了一眼他，而后倒地，气绝身亡。击杀 LV18采石场柴王，经验加18750，获得柴王尖牙妖兽兽核。才这么点经验，性价比还不如刚才呢，就5个普通的妖柴而已。但针对这种妖兽，大家追求的也不是经验值，而是掉落物品。柴王尖牙是非常紧缺的材料，用来制作法宝、武器等等，商会之中价格不低。而兽核也有许多用处，可以制作防御配饰或者镶嵌物，因此价格也居高不下，就算有波动也不大。况且兽核的爆率低，至少也要头目级别才会触发。念及于此，江疏雨忽然觉得不亏了，继续迈步向前，一股令人窒息的恶臭扑面而来。江疏雨忍不住捂住鼻子。幽怨的长廊之中，所有的铁门已经敞开来，一眼望去，里面都空空荡荡的。长廊尽头有一个巨大的深坑，江疏雨只能估计这个坑的直径约有1000米，但有多深他看不见。一条一望无际的旋转楼梯依附着墙壁，隐约可见楼梯上有许多贪婪妖，他们手里拿着刀剑，正在上下步行巡逻。有几只贪婪妖注意到了江疏雨。LV17贪婪妖刀修将军级妖兽， LV18贪婪妖剑修将军级妖兽。这些将军级妖兽还不如刚才的柴王，虽然数值都比较高，但没有一项是破千的。江疏雨抬手向前一挥，72个亡灵傀儡如潮流奔涌，举着手里的破剑冲向前去。这些贪婪妖面临实力强横的亡灵傀儡，就是板子上的鱼肉，一条接着一条被相继斩杀。击杀 LV17贪婪妖刀修将军级妖兽，经验加5625。击杀 LV18贪婪妖剑修将军级妖兽，经验加5955，获得贪婪妖兽骨。一个个银蓝色的小面板跳了出来。江疏雨选择无视，你们自由战斗吧。他轻声吩咐后，便慢悠悠地走在楼梯之上，享受着懒人挂机模式。将军级妖兽属性不高，但胜在经验多。至于物品掉落率更是可观，这可比在外面漫无目的的猎杀妖兽要划算得多。要是单刷亚洲级副本，性价比应该会更高。江疏雨喃喃自语道，这可是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若是听到了，估计还以为他在凡尔赛。毕竟那可是亚洲级，还单刷，做梦去还差不多。历史上也不是没有人去过，但最后都身死道消，无一人生还。走了不知道多久，他终于快到了楼梯的尽头。此时经验条已经快要接近了尾声，如果没猜错的话，好，终点就是 BOSS 了。这一趟他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不过2个多小时而已，他竟然都要 LV16了，可谓是收获颇丰。只要再来个几轮，别说 LV20 LV24估计都不是什么小问题。等级够格够稳妥，进入玄武圣地还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姐，等我。想起江疏离，江疏雨的心中暖暖的。此时大 BOSS 还毫无察觉，懒洋洋地依靠在他的王座上打瞌睡。什么是敌人？什么是入侵者？不知道。战利品。大 BOSS 整个妖异的身子横躺，他身上的触须还在随着他的呼吸上下起伏，有如风动。确实有风，风浪一阵一阵地拍在江疏雨身上。只可惜这里不是海边，没有美景，而风也不是海风，是王座上的那一大只贪婪妖王的呼吸。LV20贪婪妖王，王级妖兽，力量3000，敏捷2000，精神2000，体质3000，技能退潮、燃烧。总体而言，并不比采石场柴王强多少，只是在力量和体质上有优势。但是王级妖兽这个字眼可不能小瞧，毕竟是王级。不过亡灵傀儡的属性也有所上涨，可以单挑试试。贪婪妖王被惊醒，他悠然地睁开眼睛，眼底都是警惕之色。随即他一跃而起，放在王座旁边的大刀也跟着他飞身而起，跳入他的手中。在半空中的贪婪妖王威风赫赫，气势浩然。然而江疏雨依旧不动如山，站在原地，他的眼神沉着冷静，眼中流露出一丝讥巧。大刀砍下，江疏雨的发丝被风劲带动，长袍广袖随风飘扬，但大刀就停在了他头顶跟前，再无寸进。伤害转移。正在他欲让傀儡们上前攻击的时候，他的眉头蹙起。什么情况？他有些不解。就算是柴王也不会让他的亡灵傀儡们全部受伤。不，这是 BOSS， 不一样。他迅速冷静下来，向身后退去，同时让72个亡灵傀儡一起向妖王攻击掩护他。雷霆万钧！亡灵傀儡同一时刻丢出技能，强大的攻击落在了贪婪妖王身上。一时间，贪婪妖王被打得皮开肉绽，仇恨被转移，贪婪妖王自然转移了攻击对象，开始朝着亡灵傀儡发动攻击。如此，江疏雨得了喘息休息的机会。他退到一旁，开始思考复盘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会让他被转移的伤害会伤到所有的傀儡？伤害转移，将自己受到的伤害平均转移到了所有傀儡身上。自己受到的伤害是他太弱了，现在他的肉身强度并不高，体质也才150而已。贪婪妖王的力量有3000，相当于砍了20个塔。转移的伤害是以他这个召唤者为基础的，会无视防御力，对傀儡造成直接伤害。如果这一刀是丢给傀儡，完全可以硬扛下来。我居然给傀儡大队拖后腿了，难不成像我爱喝瘦奶那家伙一样练肉身？没研究过数值这块，这游戏也不知道有没有汤药机制，要不哪天找个药师试试。
唉，这说出去都丢人。以他为精神领袖的傀儡大队，他最菜。要是遇到个聪明点的对手，发现了这点，直接纠缠起他和他打，那岂不是送他一张天堂直达票？看来伤害转移也不是万能的，不能再自大妄为的空面接白刃了。我江疏宇可是修真界的优秀修士，当然要以身作则，查漏补缺，亡羊补。咔，骨头被砍的声音响起，江疏宇抬头看去，是贪婪妖王。此刻贪婪妖王身上没有一处好皮，鲜血四流，密密麻麻的傀儡爬上他的身躯，还有那么2、3个拽着他的触须玩大摆锤。如果掉血不是真的，江疏宇真的会以为自己在游乐园。7、8米高的妖王摆动着身躯，想让他肩膀上、腿上，甚至头上的傀儡掉下来。嗡，技能发动，妖王身后有一片海潮出现，朝着他涌来。唰，退潮发动后，他身上的傀儡们全部都被突如其来的潮水冲开，燃烧。只见贪婪妖王举起的刀逐渐被火星围绕，覆盖上了一层火焰。大刀一挥，火焰跳到了傀儡们的身上。江疏宇明显感到有几个傀儡的 HP 正在疯狂掉落，马上濒临死亡点了。收回，他眼疾手快，立马将这几个傀儡收回了芥子空间。贪婪妖王的火焰还在呼啦啦的四散开，亡灵傀儡根本没有办法靠近。不行，一直这样躲也不是事，得给他打断。江疏宇双手掐诀，直接对着妖王扔出，一道海妖般的尖叫声响起，刺耳无比。魂火已经附着在了妖王的灵魂之中，燃烧起来。贪婪妖王此刻哪里还有精力去释放技能？这种精神伤害让人防不胜防，更何况魂火的伤害值根据等级和精神数值来决定。虽然技能只有 LV15，他的精神数值也不过720，但是被加成2000%之后，哼！江疏宇也没闲着，见缝插针将亡灵傀儡们派上前去继续攻击。其实单论魂火这个技能都已经算开挂了，江疏宇也是第一次如此认真的使用这个技能。就这样，单方虐杀持续了整整1分钟。贪婪妖王轰然倒地，击杀 LV20贪婪妖王，经验加50000，获得成级妖王匕首，成级会境外袍，贪婪妖王兽核，就差1%。哼哼哼！江疏宇想笑，笑不出来。我都刷通关了，给我玩这个？算了算了，赶紧看看掉落的东西，安慰下我受伤的心灵吧。他面无表情地看向战利品，匕首适合刺客，可以加威力、加敏捷度和力量；外袍适合召唤师，可以减少技能 CD， 也能加点数值、体质和精神。毕竟他还在新手村，只能加10，似乎也能理解。不过妖王匕首不适合他，江疏宇直接收到虚空收纳玉之中，准备攒起来卖零食。我虽然是鬼修，但好像也属于召唤系吧？但是我的技能召唤没有 CD 这么一说。江疏宇略作思忖，便将会境外袍穿上了。有比没有好，毕竟这还是自己亲手打出来的装备，意义非凡。才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太穷了。换好衣服，把玩着手中的兽核，江疏宇感到如沐春风。这个兽核比柴王的更大，也更漂亮，像一块未经雕琢的天然而成的球形红玉石。在这个幽深黑暗的采石场中，兽核依旧有暖流在其中回转。看来这个兽核不寻常啊！拿到商会应该也能换个10万灵石。江疏宇脑海中的算盘打得哐哐响。眼下他已经把 BOSS 给打了，全场全副本清空。他环顾四周一圈，算了，还是不要丧心病狂去翻副本里有没有什么 bug 了。这么个新手村副本应该也没什么好东西，免得被副本重置的时候把自己搭进去。他坐着休养片刻，便起身漫步走回了副本入口处。哗，他出来了，是那小子，他竟然活着出来了。他才多少岁啊，居然单刷后活着出来，可怕！看来人家不是狂妄自大啊，确实有资本。等等，那是会境外袍，他通关了。贪婪妖王竟然不是他的对手，他一出来便搅动风云，不少人都是为了等他守在副本门口的。此刻看到他完整无缺，甚至还穿上了掉落物品，聊得更加热火朝天起来。毕竟亡灵傀儡的气息太过引人瞩目了。但江疏宇并不在意他人的讨论，副本有6个时辰的 CD， 他要养精蓄锐，等待下一轮开启。毕竟副本的大把经验太香了，他在荒郊野外辛苦巴拉的找10几个，还不如在副本里宰一个。他走到一片灌木丛之后，坐下入定。一是恢复精神力，待会儿可以继续玩魂火；二是总结经验。这次副本之行让他发现了自己的弱点，也让他证实了枯骨烂炸这个神群攻技能。魂火也不容小觑，竟然能够无视困难级 BOSS 的防御，直接进行精神攻击，打断对方技能。一个亡灵傀儡静静守护在一旁，附近100余人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江疏宇的身影，但无一人再敢靠近。开玩笑，在众人眼里，江疏宇是凭借一个亡灵傀儡单刷出来的大佬，那就说明这个亡灵傀儡可以单独按着自己狂切了。不敢惹，被剁了都找不到地儿说理去，毕竟打扰陌生人入定也不礼貌。江疏宇乐得清静，准备享受这12个小时的安静时刻，到时候副本开启又再召唤7个傀儡，简直美滋滋。咕噜，江疏宇的肚子响了，他不得不从入定中醒来，精神力已经恢复满，当然有闲心闻到食物的香味。黄昏时分，副本外的众人已经各自架起了篝火，烤肉的烤肉，烧酒的烧酒，除了美味的妖兽肉，还有从厨师樊修那里带来的美味佳肴，荒郊必备美味。这就体现出江疏宇的野外经验不足了。但凡经常出来混的，都会在虚空收纳狱中多准备一些食材，亏待啥都不能亏待舌头。但是江疏宇觉得最容易处理还能填饱肚子的土豆已经被打劫完了，
罪魁祸首百里奚还不知道在哪里逍遥着呢，他只能拿出灌汤包来，懒得架篝火，直接一口一个。道友，过来和我们吃点吧。附近的一道声音响起，江疏雨抬眼望去，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正在朝他招手，另一只手里正举着烤肉给他示意，也不知道是什么妖兽肉，还撒了孜然刷了烧烤汁，香。但谢谢道友，不用。看他的气息比较柔和，应该是法修。江疏雨摇摇头，拒绝了他的美意。江疏雨拒绝了对方的邀请，他不是吃货，对食物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如果百里奚在，可能还会考虑下。嗨嗨，停！我被修士胡思乱想些什么？好好修炼历练。另一头被拒绝的年轻人坦然一笑，不再说什么。清溪，咱们吃的好好的，你叫他干嘛？叫他怎么了？不就是吃个东西？那是个幽冥系的，阴森恐怖，感觉不像是好人。是啊，而且他多高冷啊，一点都不好相处，何必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闻言，秦溪却蹙眉回道：天赋觉醒又不是我们这些修士能定的，而且人家很有礼貌啊，咱们不能以召唤生灵的种类，类似以貌取人，对不对？再说了，他自从来到这副本以后，也没做什么坏事啊，他应该不是你们说的不好相处之人。言罢，秦溪索性取出匕首，将一大块烤肉从篝火上地妖兽身上割了下来，装进盘子，再取了一片生菜叶放在上面后，他站起身，踱步走向江疏雨面前，蹲下。道友，还是吃点热食吧，出门在外也不用那么敷衍自己。江疏雨愣住了，呆呆地看着他的眼睛。其实刚才那群人的对话他都听到了，他的精神数值相比起大多数同级人来说不算低，听得一清二楚。江疏雨确实是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并不是高冷。看到江疏雨发呆，秦溪咧嘴一笑，把盘子放下后转身离去。一股暖流从江疏雨心间划过，但还是下意识的探测数。烤肉没问题。他伸手用生菜叶包好烤肉，举起。好香啊，还是腌过的。我要是有这手艺。他看向秦溪，对方也在看着他，二人相视一笑，点头示意。秦溪是个阳光大男孩，颇有邻家大哥的风范。孙阳阳过几年长大后应该也是这样，不过他应该没那么温文尔雅。相比之下，江疏雨像个腼腆小男生。肚子填饱之后，江疏雨又开始入定了。副本刷新结束，江疏雨睁开双眼，神采奕奕，因为这一次进去他肯定能升到 LV16了。说不激动是假的，99%就差临门那一脚，想起来就气。才刚走近，江疏雨就听见前方有人在争执，阁下这样做是不是太咄咄逼人了些？就是，我们进副本还能碍着你们不成？道友，副本可不是你家的东西。哼，说了不行就是不行。我们少主在副本里面做任务，在他任务完成前，你们都休想进去。一个青袍中年男子怀里抱着一把古琴，站在最前方对峙，欲要出手。在他身边同样是一群青袍之人，纪律整齐，气势恢宏。而另一面便是在门口等着进去的100余人。他们这边的人虽多，但却松散，毫无组织，明眼人都能看出气势差了一大截。哼，你们青松派真是霸道无比。仍旧有人愤慨不已，吵吵嚷嚷一片，但却没人敢动手。为什么？青松派势力强横，一人或是几人又如何对抗？秦溪也在其中，脸色气愤。江疏雨径直走到他身边，什么情况？秦溪看到江疏雨有些惊讶，随即小声道：青松派的少主在里面做任务，所以青松派不想让我们进去。为什么？什么任务需要封锁副本？真是活久见，还不是因为他们想要贪婪妖王的兽核，这东西掉落率不高，而且只有困难级才会出。最重要的是，兽核100日才会掉落一次，商会里的兽核任务就是他们发布的，但是一直没有人去接，是因为这枚兽核价值30万灵石，哪里是区区10万灵石就能买到的？真是痴人说梦。兽核不是在自己手上吗？真巧。江疏雨挑眉，所以今天刚好是100天。没错。秦溪锁着眉头，了然于胸后，江疏雨思考起来。本来还想提交任务换10万灵石的，但现在他突然觉得好亏。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啊？青松派有个武器大师可以拿来做 LV50以下的最强装备，贪婪妖王之戒不仅全属性加10，还能给所有技能加1级。秦溪又补充了一句，当然要 LV18才能用。听完，江疏雨忍不住咂舌，看来这枚兽核确实价值不菲啊，能称得上最强的可都不是浪得虚名。秦溪还在吐槽，青松派的少主这不是想进玄武圣地吗？考核在即，他对贪婪妖王之戒势在必得呢。江疏雨微微一笑，拍了下他的肩膀，向前走去。秦溪愣了一瞬，还想拉住他。道友，青松派势力强大，惹不起的，到时候小命一条划不来啊。但江疏雨的袖子不听他的使唤，从他的手里划过。什么青松派能有他的宗门厉害？再说了，他们肯定刷不到这个兽核，怎么能影响自己升级？又不是只有那个少主要进玄武圣地。原本还在谩骂和抗议的人群突然沉默，目光汇聚在江疏雨身上。嘎吱，场上霎时只有傀儡走路的声音。你想做什么？青松派一方为首的琴师看到所有人沉默，不由警惕起来。但眼前的年轻人竟敢挑衅他们门派。他侧身抱着古琴，眼神阴冷，而他身后的10几个人同时看向江疏雨，神色不善。横行霸道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遇到头铁的，而且
他们都是 LV。25以上的修士，装备精良，全部都是成级，术修法修都不缺，持久战也能打很久。这也是众人不动手的原因。毕竟这边的散修几乎都没到 LV。20遑论去打 LV，25的，所以也只能打嘴炮而已。让开！江疏雨走到他面前，年轻人，痴人说梦也有个界限。我们这边这么多人，你没看到吗？秦师勾唇一笑，面色古怪，没想到这个小家伙真的是来挑衅的。让开，不然我就杀了你！江歌人狠话不多，眼神平静地看着他。一个探测术从他身上离去。呵呵，江疏雨 ，LV，15的小屁孩也敢大放厥词？你家长辈没教过你要有自知之明吗？还是个鬼修，第一次见，有意思。看在你也是个术修的份上，贫道不跟你这个小娃娃计较，滚吧！隔绝玉佩失效了，秦师至少是 LV27的修士，为了竞玄武圣地，真是好大的手笔。可是谁要阻止他，他真不介意杀人。在修真界，杀人又不犯法。在场哗然，原来江疏雨才 LV15，这个级别就能单刷副本？不对，这是他通关后的级别，所以有人吞咽了下口水。礼尚往来，江疏雨也丢个探测术出去。LV31秦师蔡一鹏，没有别的天赋加成，只是普通秦师。看到江疏雨用了探测术查探自己，秦师冷笑一声：呵，奶娃娃，快回家吃奶去吧，毛都没长齐就出来玩，还想打副本，笑死人了！要不要叔叔给你个史莱姆，努力打练级去？哈哈哈哈！青松派的人得知江疏雨是个初生牛犊后，当即放松不少，嗤笑起来。不过 LV31而已，有什么可豪横的？江疏雨全然不惧，但他身后的人都替他擦了一把汗。小道友，青松派的人一向蛮横，真的会杀人的。你们级别差太多了，别硬刚了。秦西甚至着急得跑上前来。道友，这帮人惹不得，我们可以等他们打完了再进副本。江疏雨按住秦西的胳膊，目光冷冽。亡灵傀儡也将别在腰上的剑取了下来，严阵以待。我最后说一遍，让开，否则死！蔡一鹏惊了一瞬，江疏雨看自己的眼神并不是比他高级的修士，而是妖兽。但他眨眼之间就回过神来，自己可是高出对方16级的存在，就算再怎么天才，也不可能杀得了自己。小子，别自讨苦吃，真以为我不敢杀人？江疏雨平静地看了他3秒，三思完毕，杀！在这轻描淡写的命令下，傀儡身形快如闪电。当！蔡一鹏脸上的戏谑尽显，毛娃娃，贫道就算站在这里不动，你也休想破我的灵气护盾。但打脸时刻虽迟，却不会缺席。话音刚落，蔡一鹏周身的护盾绽放出蛛网般的纹路，咔！护盾摇摇欲坠，扭曲的光华还在苦苦强撑。蔡一鹏的脸色大变 ，LV15修士的召唤生灵竟然能一击差点破了他的第1层防护，不科学！要知道，就算是同级修士，还是术修中最强的剑修，做到这种程度，至少都要挥剑5下才行。雷霆万钧！江疏雨轻启双唇，亡灵傀儡的小破剑绽放出炽热的橙红光芒。蔡一鹏傻眼了，不是，你再来一剑不就能破了吗？而且你的召唤生灵为什么会技能？想是这么想，但他心里清楚，对面的奶娃娃不，对面的鬼修是真的要宰了他。这个技能的威力之下，不仅护盾会破，他的小命也不保。他连忙横抱古琴，右手一拨，琴师蔡一鸣立马侧身横抱古琴，伸手弹出，亡灵傀儡被弹飞数米远，技能中断。蔡一鹏回头看向青松派其他弟子，还愣着做什么？此刻他脸色发白，声音冷厉，再无刚才的轻松。刚才他在鬼门关前溜了一趟。大一个体修应声而动，魁梧身躯顶着大盾，迈着大步向前冲去。轰！被震飞了。体修，亡灵傀儡抬头四顾，心茫然。众人哑然。本来大家都预想地是那个古怪的黑袍傀儡应该会被撞飞才对啊。力量 PK， 江疏雨完胜。傀儡整装待发，举着剑朝着蔡一鹏冲去。主人的命令还没完成，继续。见状，蔡一鹏立马向后退去。杀那个臭小子！像他们这种经验老道的人都知道，对付召唤生灵最好的办法是解决召唤师。召唤师身死，还有召唤生灵什么事？刷！3个射手得了指令，立马挽弓。3根羽箭带着流光，直指苍穹。美丽的抛物线突然分裂开，一剑化散，朝着江疏雨追踪而去。小心！江疏雨身后，许多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但利剑的目标却神色如常，似没看到一样。只是他身前突然出现了3个幽蓝的漩涡，一左一中一右，3个亡灵傀儡面无表情的出现。当当，一串金属碰撞声叮叮当当的，宛若奏乐。蔡一鹏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竟然不止一个。随即3个傀儡各自找到自己的目标，向3名射手冲去。蔡一鹏立马平复下来，有4个也正常。门派之中也有召唤师拥有4个召唤生灵的人物，他的指尖纷飞，还在持续不断的发出攻击，灵力全部化为根根分明、肉眼可见的真丝，朝着傀儡飞去。帮射手挡住！几个体修剑修和其他术修立马冲上前和傀儡对阵。阻止傀儡的任务被接手后，蔡一鹏又将攻击对准了江疏雨。古琴飞起，红色的赤焰绽放，包裹住琴身。焰舞！蔡一鹏周身煞气弥漫，势在必得。
他的右手向前一拨，当，有眼尖的人惊呼出声：这不是 LV25才能学的技能吗？还是很罕见的技能。完了，这个小兄弟应该打不过了吧？几乎所有人都认为4个傀儡是江疏宇的召唤极限的时候，20个亡灵傀儡齐齐出现，眼中橙色火花绚烂刺目。一个傀儡对付一个青松派之人，多的冲向蔡一鹏。怎么会有这么多？琴师蔡一鹏的脸色无比难看。列阵，幸好他经验足够，阅历不少，而青松派的众人也配合默契，立刻后撤聚集在一块。体修在前，剑修、射手等等其他术修都在中间输出，法修全在最后辅助。青松派有组织有纪律，搭配合理。这些召唤生灵虽然强，要全部解决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法修增幅全开，4大属性全部加成，术修攻击力上升，技能升级，只要可以加成的全部都安排上了。不过一小会儿，所有状态全部加成。队伍配合默契，蔡一鹏的唇角勾起，臭小子，看你怎么跟我们斗。尽管有一堆幽冥系的召唤生灵包围住他们，但这样的经历他们不是没有过。笑到最后的必然是青松派。江疏宇没有打断他们的操作，只是为了增长见识。看对方准备完毕，他侧脸对着身后的人开口：你们退后一些。刷，众人乖巧的向后退去。废话，这位单刷副本的大佬实力摆在那里，能不听？10几米的距离应该差不多了。江疏宇回过头来发动攻击，就在蔡一鹏疑惑众人为何如此听话之时，一道火焰从他眼前一闪而逝。啊！尖叫声拉回了他的思绪，是射手魂火丢在了他身上，血条瞬间掉落。法修当即为其治疗。虚惊一场，那名射手回过神来，眼中惊骇无比。千钧一发之际，是法修将他救了回来，差点就死了。如果不是在劫阵被增幅的状态，刚才那一瞬间他就没了。蔡一鹏也惊出一身冷汗，他怎么忘了呢？对方可不是仅仅是召唤师啊，而是鬼修。传说之中诡谲莫测的手段，大多都是幽冥暗影系的人搞出来的，让人就算想要防备也无从下手。其他法修也注意，随时准备治疗，对方可以远程攻击。蔡一鹏大声指挥着，青松派众人的神色也凝重起来。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遇上10几人被一个人包围的情况。江疏宇看着最外围的那3个体修，此时他们正苦不堪言。困难级副本的 BOSS 算什么？这力量至少也是8个 BOSS， 就算有一堆治疗落在他们身上，但是肉体和精神打击的双重折磨也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集中攻击，逐个击破。江疏宇刚说完，除了2个傀儡各自对阵一个体修外，其他的傀儡转移目标之后的那个体修欲哭无泪，他不得不承受22个傀儡的同时攻击。下一瞬，一朵火焰在他眼前划过，身后有剑修反应极快，冲到他身后和他一起运转起极致防守，压力顿时小了很多。但火焰穿透了屏障，直接灼烧起他的灵魂。啊！他惨叫出声。即便有法修不断为他治疗，在亡灵傀儡的攻击下，2人的结界依旧在不断缩小。原本还能再撑个几10秒的结界，就要坚持不出来。就在极致防守消失的瞬间，雷霆万钧，同时又有一道魂火飞出。啊！22道雷霆万钧同时落在那名体修和他身后的剑修身上，法修也束手无策，因为2人被秒杀了。阵法被打开一个缺口，蔡一鹏眼皮狂跳，跑！来不及了！江疏宇命令傀儡将2人的尸体扔到青松派众人的头顶中央，枯骨烂炸。嘣！2人的骸骨被引爆，凌空威力最大。蔡一鹏耳边只有一道爆炸声，再没有然后。秒杀！这一切都在江疏宇的意料之中。毕竟体修的肉身强横，体内所存储的能量是术修之中最多的。青松派的一帮修士无一幸存。青葱郁郁的草地上散落着一大片一大片的东西。江疏宇看都没看是什么，大手一挥，通通收起。他身后的众人默然无语，不敢说话。待江疏宇进入副本之后，他们才敢上前。乖，全没了呀！可不是，连一片衣角都没剩下。残暴，太残暴了，真是大快人心。江哥人狠话不多啊，人家比你小。哎，道友此言差矣，我辈修士自当以实力为尊。可那江疏宇估计完了，以青松派的那烂脾气，估计不会善了。那我们会不会被波及？秦西听到人们话语讨论到此处，当先站到最前面。诸位道友，我有一言。各位都知道，以青松派的作风和秉性，定然不会善了。而我们都在此处见证了整个事情的经过。试想，若是他们抓住了我们，不管我们说不说，下场都只有一个字：死。因此，贫道有个建议，不如我们现在就此出发，离开玄羽城，甚至远离香菜郡，当做什么都不知道。离开青松派的势力范围之后，历练之地何处没有？他们也并非可以一手遮天。道友们意下如何？在秦西慷慨激昂的一阵演说之后，众人非常同意，深以为然。因为秦西所说都是事实。青松派虽然以松为名，但所行所为并非君子，甚至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只要被他们抓到，就算他们坦白事实，但也会被一刀切，一命呜呼。既然大家没有异议，那贫道就先走一步。各位，江湖再见。秦西向前一个抱拳，撩开袍子，运转着飞行法宝离开此地。各位江湖再见。其余人见状，也纷纷跟身边人辞行。不到1分钟，副本门口的众人便若鸟雀散，无一人逗留。此刻，空空荡荡的森林包围之中，
只有玄宇城的采石场副本入口在缓缓流转，蓝色的光华之中有灵气波动，月光笼罩着这片地方。2盏茶时间刚过，一帮人在副本门口出现。何月东一脸懊恼和失望，这一次他又空手而归。贪婪妖王的兽核依旧没有出现，等副本刷新又要6个时辰，但幸好他还有时间，距离考核还有几天，他至少还能进副本4回。终于他意识到了不对劲，怎么那么安静？他蹙起眉头，蔡一鹏和那些弟子呢？还有副本门口的那么多人都去哪里了？在我们进副本的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跟何月东一起出来的众人也突然不知所措起来。他们这帮人都只有 LV21而已，如果蔡一鹏发生什么不测，那也不是他们可以招架的。几人看向何月东，指望这位少主能够拿主意，但何月东也没经历过，现在肚子里也有一堆疑问想要找人问。他思索良久，方才开口：信号弹。立马有弟子反应过来，从怀中取出信号弹，一拉，咻！巨大的青松形烟花在空中炸开，就算是在方圆5000米之远都能够看到。2分钟后没有动静，咻！又是一发。3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蔡一鹏等人应该不在这里了。何月东终于意识到了，在他们一行人刷副本的时候，副本外的人一定遇到什么事，否则不可能会离开。而且蔡一鹏被杀的可能性，他完全没想过，因为给他护法的那群人的实力，在副本这片区域是碾压般的存在。更何况，就算真的被杀，也应该留下什么痕迹才对。然而，他眼前的一切都完好无损，像被刷新过的场景一样，连人影都没有。这里不对劲，再留下去，说不定会有什么危险发生。我们先回去。他决定还是先带着众人离开，毕竟此处的气氛实在安静的太过诡异了些。副本之中，72个亡灵傀儡一路上纵马横刀，江疏雨慢悠悠的跟在后面。这一回，他刷副本的进程跟上一次一样，经验刷的往上走。不过这一回他的效率高多了，1个小时而已就已经到了 BOSS 之处。亡灵傀儡们直接一拥而上，狂轰滥炸，一顿疯狂输出，金属和血肉碰撞的声音响作一团。贪婪妖王无比憋屈，每次要发动技能就被江疏雨用魂火打断，而且每一次魂火出来都比贪婪妖王的速度还要快。不过30秒而已，困难级副本的大 BOSS 便屈辱的倒地身亡。击杀 LV20 贪婪妖王，经验加50000，获得成级贪婪魔法书普通妖兽兽核。这一次果然没有贪婪妖王的兽核了，他的运气还真是好。100天掉落一次的规律，让江疏雨深切地体会到贪婪妖王兽核的宝贵之处。等他到了玄武圣地，就找一个武器大师，请人帮忙打造出贪婪妖王之戒来。LV15就能用的成级贪婪魔法书的属性虽然不是很合适，但似乎可以将就用，当做过渡装备不错。召唤流树修技能威力提升3%，对魂火和枯骨烂炸都有用，只是可惜对亡灵傀儡来说没有什么效果，毕竟他们不是技能，是召唤生灵。此时江疏雨已经顺利升到了 LV16，经验要求还在提高，下次副本升到 LV17应该没问题。但按照比例和时间计算，我最多还能下5次副本，顶多也就升到 LV20。虽然比预估的要差点，但以 LV20的姿态进玄武圣地应该够了。他退出副本后，看到眼前一片荒凉，呆了一瞬。这些人溜得这么快，也是小命重要，如果他实力不济，也会这样选择。随意找了个方向，他向前飞奔而去，隐没在黑暗之中，继续等待。旭日初升，斜阳暖照，采石场副本前依旧杳无人烟。什么情况？这是采石场副本？怎么毛都没有一根？是啊，平时在这里驻场的人多得要命，今日怎么安静的像个无人之境？前来的一个小队一脸茫然，但他们也没再多想，直接踏入副本之中。12个小时满，江疏雨伸了个懒腰，带着亡灵傀儡向副本走去。这人好古怪啊！是啊，浑身都散发着阴冷气息。他不组队的吗？一个人进副本历练，见鬼了！他和傀儡的出现再一次引动了全场轰动，唯有一人眼眸流转，心中的壮志凌云似乎暗淡了几分。是他，竟然一个人进副本吗？徐婉紧咬红唇，似有不甘。他今日才到 LV12，就直接出城来了此地，而凭借他是罕见天赋的束修优势，很快便找到了队伍。毕竟组队进入玄宇城这个才 LV17的采石场副本难度并不算高，但要一个人简直难如登天。虽然江疏雨的天赋和实力现在都很强，但自己并不是没有机会超越他的。江疏雨在他心里就是压在心头的大山，他甚至觉得如果自己不能超越他，以后没准会产生心魔。他不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你等着，江疏雨，我一定会超越你的。很快，他的小队也进入了副本。青松派掌教何不去正拿着家棍狂揍何月东。逆子，这么蠢的事情你怎么做得出来？你当咱们青松派称王称霸了吗？你的脑子是被狗吃了吗？你爹我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基业，你就那么不重视是吗？非要毁了？暴揍一顿之后，何不去的气消了许多。跪在地上的何月东在议事大厅里看着地上的家棍瑟瑟发抖，不敢还嘴。何不去坐在首座之上，喝了一口茶，气息稍稍平缓下来。这段时日里就关你禁闭，好好反思一下，可有意义？何月东低垂着脑袋，连忙摇头，儿子没有。安心在派里准备考核，反正你的级别已经够了。何不去又喝了一口茶，脑中思绪万千。那爹，蔡一鹏长老和弟子们怎么办？
何月东畏畏缩缩的抬眼看向自家老爹，这件事你就不要插手了，我已经派人去了。毕竟能让这么一帮人同时失踪，恐怕不是什么简单角色。说罢，何不惧不耐烦的摆摆手，赶他离开。何月东已经 LV20了，就算没有贪婪妖王授核，也并无大碍。进玄武圣地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副本之中的江疏雨带着79个亡灵傀儡一路冲杀，效率比之12小时前高了太多。他所过之处寸草不生，而且现在江疏雨对整个副本都极为熟悉，速度更加快了。40分钟后，江疏雨又见到了老熟人。哎，还睡？每次都是这样开场，也太二了吧！吐槽归吐槽，但如果开场变了，他而觉得惊悚。于是，贪婪妖王醒来的时候，身上已经爬满了亡灵傀儡，血条已经掉了一大半。他正准备发怒，想要唤出海潮将傀儡们全部冲走，脑海之中便出现了一团阴冷的火焰，炙烤着他的灵魂。技能被中断，随之而来的结果便是贪婪妖王倒在了自己的王座之上，再无呼吸。击杀 LV20贪婪妖王，经验加50000，获得成级贪婪之功，普通妖兽授核。掉落物品依旧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江疏雨没有了惊喜的感觉，直接收入虚空收纳域。而贪婪妖王的双眼依旧不甘地睁着，似乎在盯着江疏雨看。看吧看吧，过几天我就走了，你就没得看了。反正你也要被杀的，还会刷新，被谁杀不是一样？如果是因为时间问题，那我也没办法，谁让你太菜了呢？说完，江疏雨把自己逗笑了。像他这样跟 BOSS 自言自语的史无前例吧。和江疏雨预料的一样，这次他果真升到了 LV17。退出副本后，他迅速离开了周边，找了一处安静之处入定。黄昏时分，一队人马整齐地来到副本，他们身着青衫，上有松纹，是青松派的人。此次他们并非是为了打副本，而是为了查探讯息。昨日蔡一鹏和他带的10几个弟子杳无音讯，似乎人间蒸发了般。何月东越想越不对劲，报告给了他的掌教父亲。青松派掌教思索再三，为了安全起见，让众人低调行事，莫要张扬。于是人们便见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平日里嚣张跋扈的青松派弟子，今日礼貌有加，谦恭有礼，一口一个见过道友，请问。但今日来副本的人已然大换血过，昨日之事通通不知晓，因此青松派弟子皆一无所获，铩羽而归。可与此同时，青松派封锁副本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不少人的强烈反感。至此，修真界联盟出面下了通牒，禁止青松派再有此番行径，否则他们将会面临覆灭的危机。毕竟副本是整个苍穹域的修士所共有的，一个小小门派竟如此张狂，实在是以蚍蜉之力撼动参天大树。夜深人不近时分，众人架起篝火准备食物之时，江疏雨第4次进入副本，看着无比熟悉的门，他的心中闪过一个念头，要不换个打法，看看效率会不会更高。当即87个妖灵傀儡直接向前冲去，一路上无视了所有的妖兽。妖兽们受到如此挑衅，愤怒无比，也追了上去，全然没有注意到尾随在他们身后的江疏雨。整个副本最前端仿佛化为数个跑步赛道，亡灵傀儡们在最前方狂奔，贪婪妖们在中间疯狂追赶。距离第一个傀儡1250米的江疏雨也在风轻云淡的风步履如飞。成级傀儡和他之间的距离已经翻了一番，1250米足矣。到了妖柴聚集之地，睡得迷迷糊糊的柴王被地道之中轰隆隆的哒哒步伐声吵醒，他不耐烦地站起来，怒吼一声，妖柴们全部从侧边铁门中走出。然而亡灵傀儡继续选择了无视。当江疏雨的身影出现在长廊口时，亡灵傀儡们瞬间转身，吓得妖兽们一个机灵停下了脚步。枪！剑鸣声响，一只贪婪妖被斩，尸体被剑的余威丢到上空，枯骨烂炸。轰！整个廊道都在颤抖，无数的碎石震落，贪婪妖们成片成片的倒下。江疏雨地身边又有不少提示弹出，让人目不暇接。一连10次枯骨烂炸，整个采石场副本之中轰隆声不断。柴王这次没有机会逃跑，直接光荣的加入了尸体一员。前2个关卡直接一次性解决。江疏雨继续下令让亡灵傀儡朝着终点奔跑。此时他的经验值已经累积了一半，现在距离他进入副本不过5分钟，他忍不住暗自咂舌。3分钟后，他又见到了熟悉的贪婪妖王。此时的贪婪妖王看着王座旁边都是贪婪妖子民，眼中充满疑惑，似乎还没睡醒。Hello， 贪婪妖王，许久不见，万分想念，12小时后见。江疏雨找到了新地通关方式，心情极好。他笑起来的眼睛完成了月牙，十分好看，颇有少年郎的阳光气息。在他的笑眼前，亡灵傀儡们又开始了屠杀模式，魂火在妖王的脑海中闪烁。轰！轰鸣声不断，几乎要把整个副本炸成碎片。经验值呈指数式增长，一堆材料自己钻入了虚空收纳域中。击杀 LV20贪婪妖王，经验加50000，获得成级贪婪之杖，普通妖兽授核。搞定！收工！此次成果还未到18级，就差一点。江疏雨揉揉耳朵，刚才那连续10几次爆炸，炸得他耳朵生疼。就只差3次了，以后我们可能就再也不见了。副本之外，江疏雨随意扫了一眼人群，没有看到一个熟面孔。人比起之前来少了许多，但总算恢复了热闹。他隐约听见别人谈起青松派，但似乎都没有得到什么讯息。为了防止青松派来搞事情，他这次没有走太远，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入定。主人，有人在靠近。亡灵傀儡传音给他。江疏雨睁开双眼，看到了来人。江疏雨，你现在多少级了？徐婉原本清秀精致的脸上覆盖着一抹灰尘，
身上还有刚刚战斗的血腥味残余，看来他是刚从副本里面出来的。LV17，江疏雨语气平缓，面色平静。怎么可能？真的假的？徐婉难以置信地看着他。要知道，他进了副本2次，还是和人组队的，也才从 LV12升到 LV13而已。2场战斗下来，他已经精疲力尽，快要虚脱了。就算江疏雨可以一个人刷副本，也不应该这么快才对啊。江疏雨面色古怪地看着他。你问了，我说了，而且说的还是实话，难道还要我再辩解一番吗？但徐婉并不是不了解江疏雨，他知道江疏雨不会说谎，因为没有必要。徐婉紧咬红唇，心中的不服气越来越甚。哼，我是不会服输的。说完，他一个跺脚转身离去。明明级别越高越难升级才对，江疏雨并非常人可猜测的那种天才，但他也是天才。江疏雨看着他的背影，也不知道该有什么反应。按理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拿第一，徐婉当了万年老二，应该已经习惯了才对。不管是觉醒前还是觉醒后。什么情况？出 bug 了吗？江疏雨看傻了眼，因为徐婉又进去了。不是说副本有 CD 吗？他明明试过，无论是一般难度还是困难难度，副本都是有冷却时间的。他刷完困难难度 ，CD 未结束之前是没有办法进入副本的。江疏雨很肯定徐婉刚从副本出来，因为他身上的战斗气息还未消散。你盯着看徐婉什么时候出来。2小时后，徐婉的身影再次出现，刚出现就看向江疏雨，隔得老远，江疏雨都能看到他眼中的疲惫。然后他才休整了10几分钟，又找到了一个队伍，再次进入副本。在他进入副本前，身上有一个宝物流光婉转，看来应该是这么个东西，有机会倒要上去问问。只是这个女人不要命了吗？一直持续作战，哪怕是个男人都吃不消啊。算了，管他的，反正好胜心强的又不是我。边想着，他一边入定进行恢复。作为鬼修，他的精神力极高，现在已经有了960，远远超过其他的属性。过了几个小时，江疏雨的耳边传来一阵沉重的步伐声。徐婉满身疲惫，走到江疏雨身边坐下，看来是吃不消了。好累啊！他毫无形象地躺在草地上，一点都不怕江疏雨身边的亡灵傀儡。反正这是他同门，没有什么好怕的。他舒服地闭上眼睛，顺便躺着入定。1小时后，他睁开了双眼，星芒在眼中闪动。我告诉你，本姑娘已经 LV15了，很快就会追到你了。LV15如果组队刷普通副本，至少要刷3次才能升1级。江疏雨看着满脸疲惫的徐婉，有些疑惑不解。徐婉，你不觉得累吗？徐婉翻了个白眼，废话，能不累吗？本姑娘现在全身的经脉都疼，要不是动不了我，还得再进1次副本。为什么这么拼？你还好意思问？被你压了这么多年，我不赢1次，心里难受。徐婉说完，噗了一声，把眼睛上的发丝吹开。江疏雨沉默不语，还真的是因为这个。早知道他随便挑1次考试放水，让他拿个第一好了。沉默了1分钟后，徐婉才低声开口：其实也不全是因为这个，你知道的，我也想进玄武圣地，想进玄武圣地至少要 LV17，保险点 LV18或 LV19，最稳妥的当然是 LV20。现在距离考核只剩下2天了，徐婉撑死了也就 LV17，想要再往上点。江疏雨的眸光一亮，试探开口：你为什么不刷困难级的副本呢？徐婉哀叹一声，看着江疏雨的眼神像看傻子一样。你以为我不想吗？但这种队伍哪里好找？更何况我才 LV15，没人要。他是输出，这种修士在队伍里要求就很高。所以说，本姑娘只能多刷几次一般级的了。我也知道，撑死了也就 LV17，但万一运气好呢？毕竟本姑娘我现在可谓是不眠不休啊。听完他的话，江疏雨才道：为什么你不用等副本刷新？徐婉听到这话，噌地坐了起来，双瞳放大。天哪，这世界上的事情竟然还有你江疏雨不知道的。江疏雨斜着眼看他，我又不是百科全书。噗哈哈哈哈！徐婉被逗笑了，笑了许久，见江疏雨没反应，他突然觉得不好玩了。木头，你没觉得你说的冷笑话很好笑吗？突然觉得你是个假的召唤师，竟然连时间符箓都不知道。江疏雨脑海里翻来覆去倒腾了一遍，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印象。宗门里并没有记载啊，看来还是他读的书太少了。徐婉取出一个符箓，上面流光婉转，画着一堆鬼画符。他介绍起来：诺，这个就是时间符箓了，只要带着它就可以抵消掉副本的冷却时间。这是初级的，可以使用10次，我已经用了3次。带上它 ，LV25以下的副本刷新时间不再是你的困扰。徐婉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有如奸商附体。当然，他并没有要卖东西的意思，但有人动了想买东西的念头。这玩意儿贵吗？徐婉捏着拳头抵着嘴巴，思忖道：不知道，这是我爹给我的，但从他给我的时候那肉痛的表情来看，应该挺贵的吧。玄宇城许家在整个湘菜郡都排得上号，数1数2的大户人家。如果是许家主都认为贵的东西，肯定价值连城。江疏雨立马打消了这个危险的念头。剩下的7次应该刚好够我用，再加上我本身的冷却时间，至少还能进副本9次，这样才能保证我升到 LV18。徐婉自我分析起来，大小姐的形象瞬间变成了好学的修士娃娃。江疏雨见鱼儿上钩，抿唇笑道：我可以带你刷副本，而且还能保证你升到 LV18。最重要的是，你不需要动手。徐婉灵光一闪：对啊，
我怎么忘记身边有个能单刷的大神了？其实他也不是没有想过，但他知道单刷的经验值肯定要比对多得多，没有打过江疏雨的主意。傲气不允许。现在江疏雨主动提出2人组队，经验不就更多了？反正自己不跟他组队，也不能保证一定能追上他。不管了，只要能先进玄武圣地就行。这个提议很好，我答应你，这个符箓咱们一起用。江疏雨知道徐婉肯定会答应，只要稍微有点脑子的都会知道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对他而言，虽然经验要少上许多，但次数增加反而收获更大。那咱们就别浪费时间了，现在就进去吧。徐婉拔腿就想走，江疏雨却劝阻道：“我的冷却时间还有1个时辰。”稍微一算，徐婉立马应下：“行吧，既然如此，我就先睡1个时辰，待会儿你记得叫我。”说完，他转身就走到江疏雨身边坐好，躺下闭目。也就是在江疏雨面前，徐婉才会如此没有心防。江疏雨是他多年的老对手了，人品如何他很清楚。他盖着小被子酣然入睡。亡灵傀儡继续护法，江疏雨继续入定。2小时后，醒了，出发吧。江疏雨拍了下他的肩膀。徐婉艰难地睁开眼睛，打了个哈欠。不是吧，这么快？2人一同站起身来，徐婉伸了个懒腰，即便道袍再宽松，她漂亮的曲线依旧隐约可见。与江疏雨站在一块儿，金童玉女，宛若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如果不看亡灵傀儡的话，徐婉喝了一点水，立马清醒不少，精神舒爽。江疏雨领着她走到漩涡面前，徐婉拿出符箓，身上闪过一抹流光。好了，冷却时间刷新。江疏雨点头，直接点击困难级。徐婉吓得心头一跳，江疏雨，你点错。话音未落，2人已经消失在副本面前。进入副本的徐婉感受着副本的威压，心悸不已。他抱着法书稍微站在了江疏雨身后。江疏雨，你疯了吗？还是手滑？江疏雨轻笑，你等着看好了。徐婉咽了口唾沫，丢出一个探测术。门后俨然是将军级妖兽正在来回走动，不管是属性还是外形，根本就不像一般级里的妖兽那样好对付。一会儿你要跟着我跑。徐婉还没回过神来。啊，跑什么？我没听错吧？将军级妖兽此时盯着徐婉，让他心中害怕。要不是江疏雨打了包票，他差点误以为要被杀人灭口了。嘎吱，95个亡灵傀儡齐聚一堂。徐婉傻了眼。在他惊恐的目光之中，江疏雨打开了副本大门。亡灵傀儡雄赳赳气昂昂的朝着采石场的10几个通道里冲去。这个打法他已然轻车熟路。门后的将军级妖兽追着亡灵傀儡狂奔去，一晃眼便没了身影。快跟我来！江疏雨的语气明显带有几分激动。徐婉喃喃道：“竟然还能这么玩吗？有什么不可以的？快点跟上！我记得你可不是胆小鬼。”江疏雨见徐婉没跟上，顺口说了一句，差点没把大小姐的脾气点炸。你才是胆小鬼呢！他心中不服气，气呼呼地追上江疏雨。这个副本再次如江疏雨上次来时一样，你跑，他追，我最后狂奔。哦不，我们，你这是在做什么？这是什么战术？江疏雨侧脸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继续看向前方的路，神神秘秘的。算了，不说本姑娘自己看。江疏雨心头无语，难道你不知道跑步的时候说话会岔气的吗？真是没有科学意识。算了，在修真界没有什么科学可讲。穿过一条长长的通道，徐婉便看到了采石场柴王。这个柴王比一般级副本的采石场柴王要大上一整圈，不用探测术，徐婉都能猜到这个大家伙不简单。而此时，亡灵傀儡也跑到了柴王跟前，诸多妖兽还在咬着一些傀儡的肩膀、腿、胳膊。徐婉站在长廊门口，气喘吁吁，疑惑地看着江疏雨，怎么还不动手？马上就动手了。等所有妖兽到齐，几个亡灵傀儡突然同时举剑腾空而起，枪！剑鸣声响，一只将军级妖兽立马暴毙而亡。只见妖兽的尸体被扔到半空之中，江疏雨也抬起了手，枯骨烂炸，轰！哐当，碎石砸落在地，许多妖兽被炸得粉碎。徐婉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经验条在飞速上涨，30%，他惊了，从来没有听人说过副本还可以这样玩。轰！又是几声爆响，采石场柴王嘤嘤惨叫，最终被淹没在无数的石头和尸体之中。死了！他咽了一口唾沫。要知道，他之前在一般级的副本里遇上柴王，都是和另外2个队友商量好各种战斗细节，分配任务之后才敢动手的。整个流程到柴王身死都要花2炷香时间。可是，在江疏雨这里秒杀，他突然觉得头皮发麻。这里哪里是打副本？他终于知道为什么江疏雨升级那么快了。江疏雨兴致勃勃，没有注意到他的异常，向前挥手，继续跑。亡灵傀儡已经穿过了长廊，向终点飞奔而去。徐婉缓过神来，赶紧追上江疏雨。你来这里后，一直都是一个人刷困难级副本的吗？江疏雨放缓速度，对，还有跑步的时候尽量不要说话。说完，他又加快了脚步向前跑去。徐婉被噎住了，心中震惊难平。江疏雨从新人副本离开之后，竟然都是一个人扫荡困难组副本的。这种事情说出去谁会信啊？说有修士一个人杀困难级副本，结果死翘翘了，反倒可信度更高一些。他敢肯定，如果不是因为副本有刷新的时间，江疏雨恐怕现在都 LV25了。变态！他心中腹诽。前后不过10分钟，徐婉已经见识到了困难级副本的贪婪妖王。贪婪妖王的声音尖锐，还有很强的威压，让他感觉喘不过气来。可是江疏雨依旧云淡风轻。
10几个炸响之后，整个深坑又恢复了平静。击杀 LV20贪婪妖王，经验加25000，获得成级贪婪之剑，普通妖兽兽核。江疏雨身上出现了升级的光芒 ，LV18，你居然升级了！徐婉的双眼睁大。江疏雨轻轻点头，对，上次就差一点了，10分钟内解决。徐婉已经麻了，这还修炼什么？天天刷副本，玄武圣地都不用进了，直接刷成满级大神不香吗？他心中的腹诽从柴王生死到现在也累了，将目光移到战利品上，他又叹了一口气。江疏雨不明所以，你叹什么气？没有法杖，你要法杖做什么？徐婉黛眉微蹙，你难道不知道贪婪妖王的法杖是修士 LV25前最好的武器吗？江疏雨摇摇头，不知道。贪婪妖之杖。说着，他将这个东西取了出来，丢给了徐婉。徐婉下意识地接住，待看清时，疑惑地看着江疏雨。送给你了，我拿着没什么用。徐婉一脑袋黑人问号脸。那你用什么？这个。江疏雨手一挥，一本魔法书悬浮在手掌之上。贪婪魔法书。书和杖虽然都是召唤流修士的武器，但法杖更实用一些，因为有时候还能用来挡住敌方的攻击，或者敲人。行吧。徐婉不理解他的做法，但从头到尾也没见他拿出来过。也是，有这么多的亡灵傀儡，哪里还需要呢？此时的江疏雨正在沉醉于计算之中。原本他预计组队之后经验值只能提升12%，结果才有8%。虽然徐芷分走了部分经验，但还是慢了许多。徐婉的初级时间符箓还能让2人组队刷3轮，3轮就是半小时，还有2次自然 CD， 那接下来还能刷5次副本，最后2轮肯定还要带着徐婉，利用完就扔的这种事情他可做不来。不过也足够升到 LV20了。贪婪妖王，不好意思啊，咱们可能又得再见5次面了。徐婉突然觉得江疏雨是个中二。Boss 又听不懂你说话，有什么意义吗？江疏雨转念一想，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番话。我说我的，他听他的，听不听得懂就不是我考虑的范围了。徐婉悠悠叹了一口气，这个木头的行为总是让人出乎意料，不知道有多少修士死在他们手上。Boss 又不全然都是弱势的，还要看人来。最重要的是，他们都会刷新啊。你还挺可爱的。江疏雨眯起眸子，少女，你这个想法很危险，请你收起来。走吧。江疏雨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徐婉心情很好的捧着贪婪之杖，蹦蹦跳跳的跟在他身后。10几秒后，2人再次出现在副本之中。只不过此时的徐婉再无之前的害怕的模样，甚至还有点小兴奋，而且意气风发。快跑啊！他催促道。江疏雨愣了一秒，你是不是发烧了？徐婉捏着拳头捶了下他的胳膊。去你的，你才发烧了呢。那就好，免得回去宗主看到还以为我带同门进副本，结果害得同门生病了。魏为，本姑娘还不至于这么虚弱好吧？徐婉翻了个白眼。10分钟后，堂堂困难级 BOSS 贪婪妖王再次屈辱的倒在王座之上。贪婪妖王不甘的眼神似乎在说，大哥，拜托你别来了，刷完就赶紧走吧。江疏雨的眸子依旧如月牙般，还有4次就好了。4次结束前后不到半个时辰，徐婉小心翼翼地将符箓叠好，放回虚空收纳玉之中。你收起来做什么？带回去输入灵气啊。我之前说过的。江疏雨哦了一声，忘了。其实后面的压根没听，因为这个过程似乎非常繁琐，他不是武器大师，懒得浪费时间研究。此时徐婉已经达到了 LV17%，50%，再来2次 LV18版上钉钉。江疏雨已经 LV19了。徐婉一脸兴奋，考核前已经到了 LV17，看来这次进玄武圣地没有问题了。此时徐婉已经没有了和江疏雨比较的心思。我记得你也快升级了吧？到时候我 LV17，你 LV20，咱们2个人都能进玄武圣地，到时候您宗主可有得乐了。有弟子能进玄武圣地，对个宗主而言都是天大地荣耀。毕竟玄武圣地之威名，大家有目共睹，能进入其中的无一不是天骄。玄武圣地每年只从玄武大陆收1000个弟子，其中许多名额都被一些大家族或者大宗门给占领了，小宗门的弟子资源本身就没有他们丰厚，要角逐名额很难。光是去年江疏离进入玄武圣地，宁哲在整个宗门里庆贺了好几天。许多年前的张玉岩，如今的明玉长老，至今还被宁哲时时刻刻当作榜样，让众弟子们学习。2人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席地而坐。哎，木头，你要不要试试夺个郡守席？徐婉兴致勃勃地看着江疏雨。有什么用吗？江疏雨看向他。当然有用了，郡守席可以获得很多贡献值，在玄武圣地贡献值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还能有机会进入神道峰。又是神道峰。江疏雨眸光一转，关于神道峰你知道多少？徐婉的胳膊撑在草丛上，看着天空。其实我也只知道个大概罢了，都是听我爹说的。玄武圣地是玄武大陆上最厉害的圣地，神道峰之中的人物莫不是天骄之中的天骄，资源也比其他峰丰厚。不过我爹说了，我是没有什么机会进去了。不过我觉得你可以啊。张玉岩长老就进去了，还是我们玄宇城出的头一个，后来就没有过了。徐婉说的是真心话，因为江疏雨带他刷副本时的各种操作，让他看得心服口服。脑子这么灵活，天赋又这么强，他现在打心底里觉得不能用常人的眼光来看待江疏雨了。行，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就去试试。玄武圣地他肯定要进的，因为姐姐在。至于神道峰，他当然要试试看。
哎，那不是孙洋洋吗？徐婉眼睛一亮，坐起身来，指着一个方向看去，果然是他。江疏雨还未动作，徐婉已经丢了探测术，得到了消息。呀，真看不出来，这傻大个居然已经 LV13了，可惜他是个防御型束修，组队没那么多人要啊。坦克的要求比输出还要高，不然根本不抗打，哪怕是一般级的组队，至少要求 LV16。果然，二人看见孙洋洋转了一圈，最后看着茫茫人海，望洋兴叹。江疏雨挑了下眉，看向徐婉：“我们带他一起。”徐婉会心一笑：“我当然没问题了，反正我又不用动手。”孙洋洋看到二人，大眼珠子滴溜溜的转，笑容意味深长：“你俩……”可惜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小心你的嘴巴，本小姐的法杖可是饥渴难耐的很。”徐婉一向极为高傲，只是在江疏雨面前会收敛几分，当然也只有几分而已。毕竟江疏雨比他还傲气，如果那样，二人就不会一起组队了。孙洋洋瞪大了眼睛，伸出双手：“别，我错了，开个玩笑而已，嘿嘿。对了，话说你们喊我过来干啥？”江疏雨淡淡看着他：“带你一起刷副本。”孙洋洋惊呆了，向后跳了一步：“大哥，你不是在说笑吧？”徐婉白了一眼他：“当然不是说笑了，等我们俩的冷却时间结束就带你进去，反正在考核前 LV15不成问题。”孙洋洋顿时激动不已，恨不得要跪下来：“两位真是我孙某的大恩人，我想进的圣地至少也要 LV15才有把握。”说完，他还激动地抱住了江疏雨。江疏雨脸一黑，无语地开口：“孙洋洋，麻烦你正常一点，不然不带你了。”“嗨嗨，老大，我错了。”孙洋洋立马举手投降，就是不知二位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徐婉算了下，还有5个时辰。孙洋洋无奈地抬头看了眼蓝天，他心中清楚，虽然这时间有点长，但他也不一定能找到其他修士组队。行，二位慢慢休息，小的这就去打妖兽等你们。说完，他撒丫子就跑，回头大喊道：“老大加油，我看好你，你一定能早日拿下徐婉。”刷！徐婉毫不留情地丢出一个火球，追着孙洋洋出去。国粹！火球跟在孙洋洋的屁股后边追，孙洋洋逐渐跑得没有了影子。徐婉抱着胳膊：“这个傻大个，非要收拾一顿才会老实一点。”江疏雨扶着额头：“兄弟，不是哥们儿不救你，实在是我也想揍你。”10个小时后，江疏雨的队伍变成了3人。啪！刚进副本，孙洋洋就被吓得跌在了地上。“老大，许千金，你们确定没有走错吗？怎么会是困难级啊？”徐婉心中想笑，自己第一次进这个副本的时候也跟他差不多，但他还是翻了个白眼。“又不用你动手，只是待会儿需要你减肥了。”孙洋洋的眼神惊疑不定，咽了好几口唾沫才平复心情。虽然他不懂什么意思，但跟着照做应该没问题。10分钟后，他气喘吁吁地看着死去的 BOSS， 心中的谜团瞬间被解开了。这就完了？孙洋洋突然抱住了正在发光的江疏雨：“老大，以后你打副本带着我好不好？我给你当挂件。”徐婉看着他恨不得舔江疏雨的模样，无语了。“孙洋洋，你可是束修，能不能有点傲气？傲气是什么？你当饭吃吗？不能。再说了，我给我老大当挂件，跟傲气在不在没有关系，这是兄弟情谊。”二人争执间，江疏雨已经升级完毕，达到了 LV20。现在他已经有了10足把握，徐婉再来一次也能到 LV18。孙洋洋的目标是香菜郡的香菜圣地，也不错， LV18足够了。夕阳西斜，天空之上粉紫相逢，玄宇城南城城墙上有几个人影交叠，几位宗主看着一望无际的城郊，交谈着。明日就要考核了，这些孩子该回来了吧？也不知道孩子们什么时候回来，明日情况如何？应该大多都没问题，就看圣地的实力强弱了。话说老宁，你们宗门的那2位天才都要进玄武圣地？对，舒雨和徐婉都想进玄武。宁哲的目光一动不动，看着前方，希望看到二人的身影。难啊，往年都是 LV18才能说比较大的把握。是啊，如果要稳操胜券，就是 LV20。但我们玄宇城似乎除了张玉妍，也只有去年的江疏里达到了这个条件吧。我相信他们。宁哲斩钉截铁。突然，第一道人影出现，是我玄玉宗的弟子回来了。LV15剑客刘文玉。玄玉宗宗主十分满意， LV15已经能进很好的圣地了，而且刘文玉也是玄玉宗的几大天才之一。我玄玉宗的弟子也回来了。LV16聚焦射手英九，是我玄灵宗的弟子。这次大考不仅仅是弟子们的竞争，也是宗主们的竞争。几人眼底火花闪烁，暗自较量。当然，也有等江疏雨和徐婉回来看笑话的意思。毕竟玄武圣地不是那么轻易进去的。弟子们悉数归来，大多都在 LV12到 LV16之间，宗主们的排名也在不断轮换。可是始终没有人占上风。天色越来越暗，月朗星稀，宁哲开始焦急起来。怎么还没看到江疏雨、徐婉和孙洋洋？这3人莫不是出了什么事？就在他着急上火，徘徊在城墙之上，时不时张望郊外之时，老宁，别转了，你快看那是不是你门下弟子？宁哲立马顿住脚步，提着心脏看向城外，恰巧是3个身影，几个探测术一同飞出。LV15遁世高阶孙洋洋， LV18元塑召唤师罕见徐婉。宗主们都不可思议地睁大了眼睛。
徐婉真的 LV18了，至少有80%把握进玄武圣地，而且只要考核时表现不出岔子，肯定能进。旁边的 LV20鬼修亡灵师唯一隐藏江疏雨，看到江疏雨的级别，宗主们才真的觉得见了鬼了。玄宇城的宗门今年又出了个 LV20，几位宗主瞠目结舌，呆呆的挪动脑袋看向宁哲，人生赢家啊！这下又有人可以让他挂在嘴边吹好几年，不，好几10年了。看他们手上的武器，都是副本出的，看来这3个弟子刷了许多遍啊，武器掉落的概率很低呢。此时还没有仔细计算过的宗主们都以为3人刷的是一般级副本，也许他们运气好，有个宗主酸溜溜的到。但人生赢家宁哲根本不在意这点酸话，如果酸话能给他带来2个天骄，那请来一辈子吧。宁哲笑意盈盈，看着走进城的3人，舒雨、徐婉、杨洋，你们3人先到玄龟背上等着，还有些同门没到呢。江舒雨和徐婉都抱拳行礼，点头应声。孙洋洋激动地跳起来挥手，遵命宗主大人，我们知道了。宁哲笑呵呵地摆手，舒雨、徐婉这俩孩子稳重，杨洋那孩子活泼，给面儿。玄龟背上，诸位弟子，这段时日你们辛苦了，看到你们完整无缺、安安全全的回来，就是本宗主的安慰。今夜等好好休息，明早到宗门广场内集合，届时就送你们去天墨城。非洲需要临时驱动，但消耗不少，宗门一般是不动用的，每年也就这么一次罢了。毕竟玄宇宗并非什么大宗门，玄宇城也不过是个香菜郡不起眼的中等城池，实在是财力有限。而天墨城是香菜郡的中心城池，真正的大型城池，故而是每年大考的目的地。整个玄武大陆在明日都将一同掀开大考的帷幕。今夜江疏雨丝毫不担心会出现什么意外，在自己的小院子里打坐入定，他有信心能够进入玄武圣地。当然，如果能够角逐首席之位，他也不会放过。本来他是没什么追求的，只是好奇这个修真界的玩法，跟随唯一亲人的脚步走。但是百里奚和徐婉都不约而同的跟他提到过神道峰，让他不得不好奇起来。次日清晨，江疏雨睁开了沉寂一夜的眸子，目光烁烁。此刻他整个人的精神都达到了最饱满的巅峰时刻。119个亡灵傀儡，现在4个属性都是6200，还有他2个开挂式的技能，如果这次他都进不去，恐怕也没人能进了。咚咚咚，老大出发了。孙洋洋吃了上次的教训，这次打算直接来堵门，毕竟这一次之后还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再见面。江疏雨站起身来，直接走了过去开门。你真早。他挑眉看着孙洋洋，嘿嘿，那当然了，这次大考那么重要。孙洋洋咧嘴笑着，叉着腰。到了宗门广场，已是人影密集，不乏其他来看热闹的弟子。此次大考热门有2人，江疏雨这边大家慑于他的冰冷气息，不敢靠近。徐婉那边则围了不少弟子，纷纷和他讨论这次的考核。注意到江疏雨过来，徐婉向同门们稍作告辞，走了过去。众人见鬼般的看到徐婉对江疏雨和颜悦色说话，再无曾经的挑衅之意，一时神魂俱震。休息的怎么样？徐婉柔柔开口，凌厉的锋芒收起，对江疏雨少有的和善。还不错。江疏雨言简意赅。那玄武圣地见了，江师兄。江疏雨唇角上扬，没想到徐婉已经过了那关，没了太多要跟他争锋的念头，倒心稳固了许多。当然，后面的事实证明，也只是没有太多了而已。玄武圣地见。宁哲背着双手在空中俯视着弟子们。很好，看来人齐了。洪钟般的声音席卷在整个广场之上。无关的弟子，请离开广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过后，许多师弟师妹都离开了广场，期待地看着宗主。江疏雨记得去年自己就是其中一员，他也希望姐姐能走出自己的至强之路来。诸位弟子，准备好了吗？好了。广场之上的束修法修们都激动不已，异口同声。那我最后再说一句，不管考核如何，你们都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只有活下来才有机会。又是和去年一样的话。江疏雨有时候都怀疑宗主是不是 NPC 了。出发！宁宗主落在广场之中，几位长老一同放下几大块灵石，整个广场一道光柱从广场纹路中喷发，直指苍穹。嗡嗡，众弟子只听到耳边残留着嗡鸣声，转眼眼一花，周围的场景就变换了。香菜郡拢共10多个城池，考生们都被陆陆续续传送了过来，累计起来也有1000人。整个考核广场之上，传送阵的嗡鸣声一直作响，不久之后才停下。时辰已到，一个苍老的声音环绕着整个考核广场。接下来，老夫将宣布一些细则，诸位考生请勿发出声音，提问违者当场逐出，取消考核资格。真是霸道，连提问都不行，怎么可能不发出声音？那要是放屁憋不住怎么办？有几个人好奇地嘀咕了几句，觉得有些不服，当场就出现几道光柱，随后几人消失在了原地。看见此种情景，余下的人噤若寒蝉，哪里还敢生事端？准备这么多年，不就为了这一刻吗？江疏雨看着身边一向活泼话多的孙洋洋，果不其然，傻大个正在捂住自己的嘴巴，就怕自己跑火车被丢出去。江疏雨见状，心中暗笑不已，同时也对宁宗主之前反复强调的要遵循考核规定有了新的认识。那道声音的主人似乎满意了，扫了一眼云端之下的考生们，才悠然开口：针对各位考生的修炼之道，将此次考核将分为术修和法修，当然每一关都可以选择难度，对应的分数也不同。考核分数会同等换算为贡献值，也是你们今后在圣地之中的必备之物，可当灵石使用，但其价值远超灵石。
各位考生进入考核场地后，虚空收纳域将被封锁，任何宝物都不可使用，只能使用装备。注意，不可使用任何宝物，否则直接取消考试资格。只要脑子能正常运转，这些规则都能听懂。不少人心中都为那几个人惋惜或是嘲笑。突然，地面震颤，一个塔从天而降，迎风大涨，地面的树叶被塔底的风压排挤开，众人只听见呼呼声。此塔名为试炼塔，望诸位考生可以取得佳绩。现在开始按照你们腰上的玉符序号排列。与此同时，众位考生的腰上都出现了一个挂坠，银白的玉牌流光婉转，灵气充盈。考生们都自觉地找了个位置排队，极其守规矩。就连平时暴戾自摧、盛气凌人的二代都收敛起了锋芒。比如青松派的少主何月东，被捧惯的他见到许多大城池和大势力之中的二代都安分守己，也不得不收起了平日里的做派。这一日，整个玄武大陆参加大考的人足有上10万，不少的大陆顶尖强者都在关注此次考核。若有人敢乱来，就是自找苦吃。江疏雨跟着指引走到了试炼塔一层的中央阵法之上，阵法的重重纹路开始旋转起来。和他所找来看过的资料一样，这次大考和副本很像，会将考生传送到不同的地方。真是好奇，他会面临什么样子的考核？试炼塔顶层一个环形的圆台之上有许多个光幕，可以看到考生们的表现。有几位考官都坐在椅子上，看着下方圆台的光幕。各类修炼之道的术修法修都有，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没有人低于 LV87 LV 20鬼修亡灵师，唯一隐藏江疏雨。江疏雨刚才在一层的画面出现在众考官眼前，除了他那清秀的面庞，更让人在意的是鬼修还是唯一隐藏。这孩子我知道，是玄宇城的，当时上报过，小小年纪就 LV20了，潜力不错。哎，你们话题跑了，咱们不是要讨论怎么给他定级吗？这可怎么定？这孩子修炼之道是唯一的，难不成像上次那样？也不是不行，40年前的那个森林祭司不也是唯一的吗？咱们先给这孩子定成跟森林祭司一样的罕见级如何？我看成，而且资料显示他是术修，按照罕见级数修来吧。几位考官达成合议，立马拍板。与此同时，江疏雨所处的一片湖泊之中出现了一只妖兽，拿着法杖的蓝色卷发美人鱼，有着一双漂亮的蓝眸，尾巴是银色的，是皇族的旁支。他想丢探测术看看对方数据，但是才到妖兽跟前1米，就被一个白网状的结界拦下了。考核任务：击杀美人鱼魔法师。倒计时3。江疏雨没想到考核这么直接，立马反应过来，召唤出一个亡灵傀儡来。就在结界消失的瞬间，亡灵傀儡直接提着剑向前冲去，但魂火更快，在结界消失的一瞬间便出现在了美人鱼的头上。啊！扑通！可怜美丽的美人鱼还没有机会举起手中的法杖，便香消玉殒，坠入湖泊之中。江疏雨傻了眼，没有想到美人鱼这么不经打。就这，当然傻了眼的不止他。江疏雨用的是什么技能？倒计时才刚结束啊！你们确定定级是罕见吗？有考官狐疑的看了一眼阵盘，没错呀，就是罕见级的难度 LV22，比江疏雨高2级。低阶、中阶的修士挑战同级妖兽，高阶的修士都是挑战比自己高1级的妖兽，罕见为2级。而且妖兽的修炼之道与考生的修炼之道相同，剑修对剑修，射手对射手，就是为了更加贴切的考核考生们的作战能力，方便看到他们的作战表现。一般情况下都是几分钟解决的，整个香菜郡这么多年来的考核之中，最快的也要好几秒。像这种考核刚开始，妖兽就死亡的先例绝无仅有。此时坐在最中央上手一直沉默的红衣青年开口了：就按传说级别给他加试吧。东郭大人，这会不会对他不大公平？有考官战战兢兢地回复道。红衣青年轻笑，记载中又不是没有人瞬间通关，不若这样，这一关就先将其定为头名，按照头名100分计算。若加试他能通关，那我从私人腰包里出1万贡献值给他。众考官听到最后一句话，连忙慌了神。这怎么可以？我等作为考官，自当由我们来出，怎能让您破费呢？红衣青年浅浅一笑，白皙的手指敲打着椅子把手，唇角一勾。这都是小事，先给这孩子加试吧，总要摸摸他的底不是？东郭景阳此言一出，所有不知道怎么办的人瞬间找到了主心骨。东郭大人此言有理，我等确实想要知道他有多强。是啊，我等还从未见过鬼修，实在期待。盘坐在原地入定的江疏雨等了好几分钟，耳边才响起了声音，请考生继续第2场考核。待江疏雨站起来后，湖泊中又出现了一只美人鱼，只是气息明显比刚才强大了许多。考核任务：击杀美人鱼魔法师。倒计时3。完全不清楚自己是有史以来第1位加试的江疏雨，依旧在结界撤去之后 KO。 美人鱼魔法师惨叫的声音刚落，试炼塔顶层鸦雀无声了一瞬，随后爆发出热烈的讨论声来。这是什么情况？还是一出场就解决了？这怎么看？传说之上也没见过了呀！技能这么强，难不成继续加试？众考官讨论完之后，齐刷刷的看向红衣青年。不着急，就这样吧。咱们不是还有第5轮吗？东郭景阳轻飘飘来了这么一句，众人也突然觉得自己着急了。毕竟一直加试也不是这么一回事，有失公正。对，到时候也能慢慢看江疏雨表现怎么样。恰巧此时所有人都完成了第1轮测试，江疏雨的面前一个弹窗跳了出来，第1轮考核排行：第1名江疏雨 0.1 秒，奖励贡献值100；第2名安慧
2.9秒，奖励贡献值80。第3名徐婉 4.2秒，奖励贡献值50。第4名何跃东 6.3秒，奖励贡献值30。第5名开始，每个人的贡献值都只有20。看到1024个考生，才第一轮就只剩下512个后，江疏雨忍不住啧舌。啧，这么残酷的吗？我这个成绩在这里面似乎太碾压了呀。不过他本来就是想拿第一的，他并没有为了低调隐藏实力的想法，玄武圣地他必须进。但其他人的关注点显然不在此处，而是我就知道江疏雨这变态肯定是第一，哎，我大哥第一，威武，竟然还是不够快吗？ 0.1秒，真想看看这位江疏雨是什么人物。怎么可能？我竟然不是第一，我可是 6.3秒，前面的人是不是？何跃东还想说考试出了问题，但一想到万一质疑会被取消考试资格怎么办，他立马住了嘴，但心中依然愤愤不只是他，大半数考生都觉得江疏雨的成绩不可思议，不过也只有少数人觉得前3人的成绩做了假。在试炼塔外，整个湘菜郡的各大宗门宗主全部围坐在一块儿。0.1秒，我这是见证了什么？见证什么？当然是见证历史了。老宁，我可真羡慕你啊！前3就有2个是你们宗门的，我不贪心，要是有一个是我们宗门的弟子得多好。嘿，老小子，你可没机会了。照这成绩，玄宇宗的2个天骄都是玄武圣地的弟子了，想让人家当你弟子，除非你用时空回溯，回到人家当娃娃的时候，把人家拐过来吧。哈哈哈！宁哲现在已经激动的只知道笑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江疏雨这么厉害。承蒙各位宗主关照，我也只是运气好，收到了2位优秀的弟子而已。这谦虚的，得，也就这会儿了。一位宗主嗤笑一声，也不知道去年是谁在江疏离进了玄武圣地后到处嘚瑟。嘿，你别说，老宁这回更有的嘚瑟了，没准这个江疏雨还能拿一个首席回来，那就借各位宗主吉言了。咱们继续看吧。宁哲心情极好的咧嘴一笑，抱了抱拳。其他宗主怀揣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情，继续等待着。第2轮考核开始，考生可以自行选择难度，限时30分钟，以击杀妖兽数目计算分数。一般级1贡献值之妖兽，困难级3贡献值之妖兽，亚洲级5贡献值之妖兽。提示：第2轮考核中可能会出现伤亡，请量力而行，遇到危险选择终止考核即可，成绩以终止时分数为准。江疏雨没有浪费时间，直接选择了亚洲难度。他摸了下胸口，不知道想了些什么，心情很好的扬起嘴角。关注着他的考官们激动不已。那孩子选了亚洲级，有得看了。哎呦，还真是，老朽很期待啊。几个考官继续往下看。LV20影子猎手罕见安慧也选择了亚洲难度。几位白胡子老头赞许的点点头，这孩子的天赋适合突然袭击，伤害很高，一刀切一个没问题，选亚洲级很合理。是啊，作为拥有罕见天赋的刺客，近身攻击能力不可小觑啊，能修炼到 LV20必然是个人物。我防御力太低，攻击力也没有江疏雨那么变态，而且只能远距离攻击，看来只能一个一个杀，追求速度了。徐婉一咬牙做出了选择，虽然分值低，但总比杀了几只后就被妖兽包围好。LV18元素召唤师罕见，徐婉选择了一般级，见此老头们欣慰的笑了。这种召唤师的单独作战能力不高，选择一般的逐个突破，用数量来取胜反而更合适。在场没有人觉得徐婉蠢，反而对自己的实力有准确的评估。这孩子心里有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且在技能不全的时候，这样选择反而更保险。不骄不躁，这才是我辈修士应有的面貌。前3名都看完了，白胡子老头们看向了第4名何跃东。一直恃才傲物的何跃东想都没想就选择了亚洲难度。他对自己的战力非常自信，而且他用自己聪明的小脑袋算过了，亚洲级里杀1只妖兽，换成一般级要杀5只才行。江什么疏雨，你给小爷等着，我才是第一。眼看 LV20怒剑侠罕见何跃东选择了亚洲级，白胡子老头们都笑着捋胡须，满意地点点头。修怒剑的大多是个正义之士，也许今后也能成为我人族的顶梁柱之一。英雄所见略同，老夫也是这么想的。老匹夫，你还真不要脸，此言差矣。难道你不是英雄是狗熊？你们别吵了，先看看他的表现如何吧。往年的怒剑侠也实力强横，这孩子第1轮表现不错，可以观望观望。江疏雨耐心等待着考核开始，毕竟有500多个考生选择，需要的时间应该不算短。与此同时，他也在心里盘算着，不知道困难级的妖兽有多强。不过都没关系，他有100多个小弟给自己当打手，如果有点难对付，多喊几个就好了。所有考生选择完毕，倒计时3、2、1。随着倒计时结束，第2轮考核开始。江疏雨眼前10米处出现了一个涡流，和副本入口很像。一个浑身竹节、手执一根大竹笋剑的妖兽走了出来，头上还有不少竹叶。此妖兽正气凛然，开口就是在下。可惜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江疏雨便已经让身旁的亡灵傀儡一剑跟对方打了个招呼，当场倒地，成了一棵受伤的竹子。与此同时，江疏雨的探测术也看到了对方的属性。LV16的竹妖剑修还是个精锐，只是最高的属性都才500而已，菜的一批，还没有玄宇城采石场副本的贪婪妖强。敲个麻袋，这是考核。考核当然是以大多数修士的平均水平来定的，如果考核用的妖兽太强，那圣地还招不招弟子了？如果是这样，考核也不用整了，直接在圣地门口弄个妖兽堵门，打得过就进。
不合理，不合理！此时，只见竹妖立马站起身来，举起自己的竹笋，想要砍回来。咔！竹妖断成了两半，躺在地上，彻底凉凉，成了一根成熟的柱子。哦，原来要2剑才能砍死，还是挺坚强的。江疏雨摸透了斩杀竹妖的规律，当即左手右手一拍即合，又有一个亡灵傀儡出现，冲向了涡流。现在涡流前2个亡灵傀儡一左一右，双手抬剑，就等着妖兽出来了。2号傀儡刚站定3秒后，竹妖出现，咔咔2声，一个成熟的竹子躺在了地上，竹笋滚在远方。江疏雨看了眼竹笋，又摸了下胸口，整挺好，那就这样吧，看来可以摸鱼了。之后涡流每隔5秒都会出现一只妖兽，想要快速积累分值，只要解决前一只妖兽越快就行。江疏雨的速度可谓快到了极致。第2轮针对修士续航能力的考核，对江疏雨来说就是毛毛雨。其实他心中还是有一点小震惊的，没想到这考核这么简单，所以他眼看着竹妖死了好几个，没有什么异动后，才彻底放下心来。考官们的呼吸都滞住了，原来江疏雨的召唤生灵有2个，而且竟然那么强，2刀解决一个妖兽，根本不能以秒计算了。白胡子老头们看着江疏雨，回头环顾四周，找了个大石头坐下，顺手摸到胸口。一直好奇他为什么老摸胸口的白胡子老头们，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的手，直到靠，有这么玩的吗？竟然带土豆进来，没有天理啊，没有王法呀！考核期间竟然藐视考核规则，在一旁啃土豆，可老李，话说咱们考核规则有说考核期间不准吃东西吗？老李的面庞一羞，红着脸说道，是没有，但是你看着不气吗？当然气，人神共愤，老夫当年怎么都没有想到呢。说着，几个老头愤慨的将放有江疏雨表现的面板给划到了一边去，专心致志的看其他修士的表现，偶尔瞥一眼江疏雨那边，咽咽口水。老头们现在脑海里整整齐齐的都是一个想法，过分，还是土豆香，可惜忘记带辣椒面了。江疏雨对于考官们的心思毫不清楚，脑海里还怀念着21世纪的狼牙土豆，还是炸的最好吃。安慧考核区，安慧灵巧的身影若猫一般，在整个涡流附近不断游走，竹妖都找不到她的身影，一片四顾心茫然。极致的敏捷和爆发的伤害结合，像完美的艺术品一样，看起来十分流畅。这丫头有点意思，一点力量都没有浪费。是啊，而且没有一个动作是多余的，每一步都是为了后面几步做打算。不知为何有种笔墨挥斥方遒之感。确实，安慧每一次出手都干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而且每次打断竹妖出招的时机都非常恰巧，还能适当的控制住对方，技能掌握得非常熟练。白胡子老头们都非常认可安慧的表现。徐婉考核区，徐婉在一般级考核中正义之之的杀妖兽，这些妖兽的属性比之亚洲级的还低上许多。他手执法杖，麻木而又神经紧绷的2个技能送走一只竹妖。精神力对召唤师而言至关重要，因此他一直在不断的调整最适合的技能强度，想要找到最佳的强度，节省体力和精神力。虽然很单调，没有安慧那边好看，但比起江疏雨啃土豆的画面，看起来有意思多了。这孩子心性沉稳，对自己的认知和技能把控都非常准确，不错。而且你看，他在考核中都知道调整最适合的技能强度，增加技能熟练度，是个可塑之才。东郭景阳的白玉指节敲打着椅子把手，眸子微微眯起。他最关注的一位考生自然是江疏雨，也不知道第5轮考核对方表现怎么样。毕竟能进第5轮的都是俊级的天才，不能进第5轮应当算作天骄了。到时候也许他能有机会见到对方的真实实力，可惜他现在看不到。何月东考核区，何月东大力挥着手中剑，似乎恨不得要把眼前的竹妖给砍成好几截，最好跟竹妖身上的竹节一样。他在心中对自己说道，我一定会是第一的，而且考官们看着我的表现吧，哪里会比那个江疏雨差。他脸上的笑容都在宣告着他对第1名的势在必得，还有心中的狂傲不羁，宛若龙傲天附体。若是有人知道他心中想法，一定会吐槽，你连第2、3名都比不过，还想直接跟第1比，想屁吃呢。确实很符合怒剑侠的特点，一旦打起架来没有理智可言。一位老头摇摇头，另一位老头附和道，这也看人吧，往年的怒剑侠也有非常理智的，这小子就是不会控制。不仅如此，你们别忘了，他现在还没有进入怒剑状态呢，到时候更没有理智，而且现在就如此耗费体力，后面必然会体力不支。最边上的老头啧啧2声，这还不如徐婉那丫头呢。其他老头没说话，但显然对何月东的评价也差不多。第2场考核虽说成绩是要看斩杀的妖兽数目，但也要看这些小修士的适应能力，毕竟要从头坚持到尾，如果战斗状态一直能保持在最初的模样最好，但像他这样最后肯定是不如一开始的。若是上了战场，也要修士能一直有能力应对敌人，否则就是将自己的生命交给敌人。继续看下去后，众位考官对这一批小修士的情况有了了解，心中有了相应的定论。再回到江疏雨这边，他还在一口一口慢条斯理咬着土豆。白胡子老头们沉默了，还在吃。老头们气得牙痒痒，恨不得把他抓出来看看他胸口里到底藏了多少个土豆。别人辛辛苦苦斩杀妖兽，他来这里游山玩水，给他记下来，好好记上一笔，让他名垂青史，美名远播。真想给他增加难度，你们觉得呢？此话一出，老头们全都偷偷瞄了东郭景阳一眼，见他没什么反应，还在思考着什么，老头们扭回了脑袋。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公平，上一轮给人家都加试过了，不合适。老李说了一句，
其他考官都点点头，这不是气不过吗？偏偏他的进度还是最快的。行了行了，我看你就是酸，说的跟你不酸似的。大家都没有忽略东郭景阳眼底的敬畏，很显然，他对江疏雨很感兴趣，真是有意思的小家伙呢。整个第2轮考核之中，不少人都中途选择了放弃，也有受伤退出的，许多人都经不住妖兽连续不断的出击，压根没有时间休息。当然，这里面不包括甚至有时间可以打个盹的江疏雨。终于我终于得救了，时间终于到了，要了我的老命了。一个个年轻修士哀嚎不已，看着涡流不再转动，心中只有感激。平时打副本都没这么辛苦，真不是人的考核。短短30分钟，所有人江疏雨除外的体力几乎都耗尽了。此时徐婉的脸色也白了几分，血色退了不少。终于结束了。整场考核他都在尽全力调整自己使用技能时的强度，但还是免不了将精神力几乎消耗得一干二净了。要是能使用丹药救，算了，也只有丹修才有这福利。和岳东果真如老头子们所预测的那样，前期发力太猛，后期孱弱无比，最后连剑都举不起来。他躺在地上大口呼吸着，用宽大的袖子盖住自己的脸，闭着眼睛。真他娘的累，但为了进入圣地，再累都值得。第2轮考核结束，考核排行：第1名江疏雨，贡献值100加1650；第2名安慧，贡献值80加525；第3名徐婉，贡献值50加215；第4名何岳东，贡献值30加205。第2轮考核参与人数512，中途受伤或主动放弃考核人数256，余下修士皆可进入第3轮考核。下一轮难度更高，或许会有生命危险，请各位修士酌情是否继续参与。嘿嘿，也不知道今年会有多少小孩选择放弃，应该跟以前一样，现在余下之人不过41，再放弃能剩下100余人。不，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看清楚排行的一瞬间，何岳东当即从地上蹦了起来。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江疏雨后面的贡献值，5秒一个妖兽出没，1分钟最多12个，30分钟满打满算贡献值1800，但是江疏雨整场考核下来获得了1650贡献值，平均下来岂不是每分钟杀了11个妖兽？一般情况下，像安慧那样杀了105个妖兽的已经算变态了，相当于每分钟3个半的妖兽，而大多数天才猎杀的速度都是在每分钟杀2个到3个之间。何岳东心中有一种冲动，质疑江疏雨作弊。不可以，这是在质疑玄武大陆统治者的权威，谁敢明目张胆在众目睽睽之下作弊？而且在玄武大陆的核心统治层那里也能看到香菜郡的考核表现，如果他敢质疑，他相信自己下一秒会被踢出试炼塔。至于江疏雨是不是作弊了，再慢慢调查，得不偿失。而在试炼塔外面正慢悠悠喝茶的宁哲突然顿住了，他想过江疏雨可能能拿个600-700的贡献值，但绝对不是这样以碾压姿态高出第2名2倍的成绩出现在榜首的呀。要知道曾经精彩绝艳的张玉妍不过700多贡献值而已，就是江疏雨的姐姐也不过600出头。他咽了口唾沫，站了起来，又搓搓眼睛，眨眨眼。哎呀，老宁，别搓了，是真的，你们宗的江疏雨拿了1000多贡献值呢。宁哲身旁的一位宗主都看不下去了，出言提醒。这老宁，你怎么激动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人家这不是因为要大摆宴席请客，所以激动了吗？一群宗主打趣着，此时非常想知道江疏雨到底在试炼塔里做了什么的宁哲。与此同时，年轻的修士们都陷入了纠结，毕竟第2轮考试都过了，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下一轮会有生命危险，到底是继续还是放弃？小娃娃们的心思老油条们一清二楚，要不咱们再推这些小娃娃一把，这样耽误下去也不是这么一回事。当然主要是为了看好戏，必须推波助澜一把。各位修士，现在放弃也能进入圣地，现在给你们一沙漏的时间考虑，若最后一颗沙粒掉落仍未选择，视为接受第3轮考核。随后年轻修士们的面前都出现了一个沙漏，糟老头子们坏得很，让大家看见沙漏却又不告诉时间。小娃娃们看着沙粒飞速下落，一个个心惊胆战不已，不过是为了进入圣地而已，若是因此丢了性命，多不值得。许多人再也纠结不下去，立马选择了退出。同样也有起反作用的，呀的，让我退出，我还偏不退出，我倒是要看看一个考核是不是真的能让我丢了性命。干了，小命一条，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当然试炼塔里是不会丢掉性命的，但糟老头子们就喜欢看看每一届年轻修士的心理素质如何，这些起反作用的恰恰对他们的胃口。毕竟能通过第3轮的，今后大多都是人族的顶梁柱，要为人族撑起一片天的人物。终于又有1/4的人被劝退了，不过能通过第2轮也算成绩不错了，再怎么样都能进个圣地。而剩下来的人目标自然都是那些实力更为强劲的圣地。试炼塔之中灵气弥漫出，覆盖住了每一位参与考核的修士，所有人的疲惫感一扫而空，精神力全数恢复。如果不是因为不想太招摇，江疏雨可以当场反手再召唤几个小弟出来。第3轮考核，击杀元帅级妖兽，一般级100贡献值，困难级300贡献值，亚洲级500贡献值。江疏雨心中了然，上一轮是续航能力，这回是为了看修士的个人极限。有意思，设计考核的老师非常有脑子，如果能送的彩蛋更好了。
单挑一只元帅级的妖兽，在没有法修增幅或者治疗的情况下，对每个束修而言都是不小的挑战。江疏雨依旧一错不错的点击了亚洲级。嘿，这江疏雨真的又选了亚洲级，这不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吗？大惊小怪，亏你活了这么多年了。老李朝第一个说话的老头翻了个白眼，这不是瞧瞧他会不会怂吗？你个老匹夫，成天呛我！哎，老郑老李，你们别吵了，这次的郡首席应该就是江疏雨了，你们看呢？我感觉也是，但第5轮风险太大了，而且没准有人的表现比他更好。监考了许多年，也有不少郡首席是最终厚积薄发崛起的，谁也说不准江疏雨会不会一直耀眼到最后。而老头子们口中想要厚积薄发的艺人，正在给自己打气。哼，等着吧，小爷才是郡首席的最终人选，只有我才配得上那个位置。别让小爷碰到你这个灾星，不然小爷一定会好好用我的剑招待你。何月东本来就对郡首席势在必得，恶狠狠地发着誓，但他没有想到，以后他恐怕再也没有机会揍江疏雨了。第3场考核如火如荼的开始，因为只需要对付一只妖兽，所以前几名都选择了亚洲级。妖兽依旧是竹妖，但眼前的分明更加厉害。眼看倒计时结束，结界消失，2个亡灵傀儡像之前一样冲上去，一左一右运转着技能砍上一刀。Game over。因为竹妖是站在飞着的竹笋上的，实力非之前的普通竹妖能比。但江疏雨看着眼前的 LV18竹中仙元帅的数据，有种不真实的感觉。自家亡灵傀儡6200的数据是竹中仙最高一个数值的6倍，这还打什么？也就比采石场他遇到的那个将军级妖兽强上一丁点而已。江疏雨扶了一下额头，真不是我欺负兽，是兽太脆。不过他也知道，如果真是亚洲级的妖兽，就算不是元帅级，只是个普通的，恐怕许多修士，比如徐婉，都难以应付，那就和上战场无异了。哎，这小怪物，难道真的要第5轮才能摸到他的底吗？这要是给外边看见，估计得怀疑是刘颖石出了问题。不是，你们没发现他的召唤生灵会用技能吗？整个试炼塔顶层突然安鸦雀无声，落针可闻。元帅级都被秒杀了，虽然是削弱过的，但对比起正常的修士表现来看，江疏雨的实力毋庸置疑。但老头子们还是很好奇江疏雨的底到底在哪里，就连安慧都需要在现场不断游走，时不时偷袭一下竹中仙。徐婉也是一直风筝着躲开竹中仙的攻击，不时的找准时机打出去。更有甚者，诸如何月东这般的，直接以肉身硬抗，浑身是血。江疏雨动过了吗？从始至终似乎一直在原地啃洋芋，像个讨人生气的土拨鼠一样。当然，糟老头子们并不讨厌他。我湘菜郡后继有人啊，光荣倍有面子。可惜第5轮我们没权限看啊。老李这么说着，其他老头子都看向了首座的东郭景阳。红衣青年揽过袖子，眉毛一挑，看我做什么？先说好，我可看不了。那敢问什么人才有权限？东郭景阳好整以暇地搬弄着自己的手指，悠悠开口：哎呀，整个玄武大陆能看的不过2只手呢。眼看着老头子们眼珠子滴溜溜的转，东郭景阳哪会不明白他们心里的小九九？我劝你们呀，不该打听的事儿甭打听，不然好不容易活到这岁数，岂不是白活了？你们说是不是？青年的尾音上扬，隐隐带着些威胁和警告。老头们讪讪地收回了视线，嘿嘿笑着，试图掩饰自己的心虚和尴尬。哎，东郭大人说的哪里话？老朽这把骨头就盼着多活几年了呢。是啊，咱们巴不得再多活几年呢。东郭景阳见状，心情很好的扬起了嘴角。也就是今天发现了个宝贝疙瘩，他才心情好，提点一下这几个老顽童，否则他一个字儿都不会蹦出来。几个活了一大把年纪的老油条当然也看出来了，那位宝贝疙瘩就是江疏雨。一炷香过去，第3轮考核结束，不少人都成功击杀了竹中仙，获得了贡献值。当然，也有许多现实内没有击杀妖兽失败的，或是受伤被强行传送出试炼塔的。不过，即便没有通过第3轮测试，也能去个不错的圣地。第3轮考核结束，考核排行：第1名江疏雨，贡献值100加1650加500；第2名安慧，贡献值80加525加500；第3名徐婉，贡献值50加215加500；第4名何月东，贡献值30加205加500。第3轮考核参与人数192，中途受伤或考核失败人数64，余下修士皆可进入第4轮考核。现在各位的考核成绩足以进入玄武大陆排名前30的圣地了。还是那句话，下一轮难度更高，或许会有生命危险，请各位修士酌情是否继续参与。这一轮没有人选择放弃，都走到这一步了，还怕第4轮吗？一道氤氲着浓郁氧气味道的灵气落下，每个修士又恢复到了巅峰状态。何月东依旧在第4名，他心中也清楚，这一轮没有办法缩小差距，只能求下一轮能够逆风翻盘了，否则只能看第5轮了。一切机会都在下一轮。老大和徐婉真厉害，牛掰！孙洋洋虽然排在50好几，但不妨碍他夸赞江疏雨，毕竟他想要进的湘菜圣地已经10拿9稳了。江疏雨也注意到了孙洋洋的排名，心中夸了一句：不错嘛。他虽然平日里嘻嘻哈哈的，但是骨子里傲气得很，肯定会参加第4轮考核。第4轮有那么多妖兽，这江疏雨才2个召唤生灵，也不知道他准备如何应对。哼哼，正好给这小子一个教训，让他藐视考核，让他啃土豆。哎，老李，你的个人情绪有点重啊。嗨嗨，东郭景阳轻咳一声，众位白胡子老头一顿，眨巴着他们的卡姿兰小眼睛，迷茫地看了过去。
只见东郭景阳坐直了身体，看着影像的眼神目光烁烁。江疏宇估计还有底牌，这一轮他应该还是第一。老李震惊，其他的考官老头也震惊了。东郭大人，敢问您从何看出来的？红衣青年扶着额头，刚刚还老奸巨猾的人怎么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幸好有人帮他接过了话茬。老郑，你没看江疏宇现在一脸惬意吗？再来100个估计都没问题。第4轮考核说明，每人都需要应对10波小型兽潮，一波兽潮10个妖兽出现间隔为1分钟，不论各位修士是否解决完前面的妖兽，下一波妖兽都会出现。最后一波妖兽由元帅及妖兽统领，全部消灭即为考核成功。一只妖兽10贡献值，考核成功总贡献值翻倍，贡献值为2000。老头的声音落下，江疏宇眼前的结界又出现了，里面站着10个竹妖，都是 LV16的，只是他们主修的道路和攻击方式不再相同，有剑修、射手，还有魔法师，难度至少是上一轮的10倍。看来这一关考核的是群攻能力或者逐个击破的效率，更何况还有10波，所需要的耐力与精神力成倍上涨。如果徐婉遇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吃力，但是他吗？江疏宇抬手轻轻一挥，第3个亡灵傀儡出现，3个可爱的傀儡小弟迈着笨拙的步伐向前跑去，双手举起剑跳了起来。3个竹妖射手 over，3个竹妖剑修 over，4个美人鱼魔法师在3个傀儡外加江疏宇的一个魂火下，也光荣牺牲了。3秒钟清空全场。国粹，此子心机颇深，竟然还有第3个召唤圣灵。这要是你孙子，你估计尾巴得翘上天了，还心机颇深，别误导咱们啊！哎，知道他有底牌，但属实没想到他可以召唤出第3个，说不定他还能召唤呢，肯定还有后手。这样的少年人才好不是吗？咱们人族就是需要这样有胆识又有城府的后辈啊！东郭景阳这话一出，几个老头无不捋着胡须，低头沉思起来。确实，只有这样，人族才有辉煌的未来。嗷呜！一个声音传来，打破了试炼塔顶层严肃的气氛和沉默。老李看到江疏宇又肯土豆，根本看不到天骄应该有的睥睨天下之感，瞬间不知道为什么气得一屁股往椅子里面又坐了几寸。不看了，真是无聊，还是看别的娃娃有意思。这百年醋味儿，老郑难得看老李这模样，笑意盈盈。但他和其他考官也同样懒得再继续看江疏宇了，把其他的考生的留影给放到最前方来，看他啃土豆能看出什么花来。反正这轮第1名肯定又是那个男娃娃的了。对老头们因为他产生不少意见毫不知情的男娃娃，又忍不住找了块石头坐下。哎，一点惊喜都没有，还不如打副本一路打穿，搞得我真困。或许郡首席我真的可以试试呢，似乎没有什么挑战性呢。东郭景阳眸光深邃，将江疏宇的影像分出一个小面板调到了自己面前，饶有兴致地看着。听到江疏宇的那番话时，他只是挑了下眉而已，似乎对这孩子打穿副本要拿郡首席的事情毫不意外。安徽考核区，影子猎手一向适合单人突击作战，最适合进行暗杀，因此群攻对于安徽来说是非常棘手的考验。他只能辛辛苦苦的逐一突破，先解决完麻烦的，不时骚扰他的魔法师和射手，再解决简单一点的剑修。虽然如此拼杀比较辛苦，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努力还有每一次恰到好处的牵制与控制，借力打力等各种战斗技巧都牵动着考官们的心。若是江疏宇是老头之一，估计都要感慨，真是堪比精彩的好莱坞动作大片。和江疏宇悠闲的画风对比，完全是2个极端。徐婉考核区，徐婉比这安徽要轻松许多，因为他的召唤师技能是群体伤害，一兵一火，极为好用。虽然技能等级还比较低，但好在他的爆火术已经可以追踪敌人了。美中不足的就是级别太低，伤害达不到要求，但能让竹妖射手和美人鱼魔法师吃到不小的苦头。而针对敏捷而肉身强横的剑修，他的冰霜也能冻结对方一段时间，给他争取拉开双方距离的机会。如此拉扯之下，徐婉的进度反而比安徽快上不少。和悦东考核区，这个没什么脑子的轻松派少主，已经完全将他的掌教爹爹和不去的叮嘱抛到了脑后，依旧一开始就使上了全力，在第3轮结束后，没有一丁点想要反思自己作战方式的念头，只想着赶紧多斩杀些妖兽，否则积累到后面就有的受了。虽然几个老头都不认可他的作战方式，但不得不说，他挥舞着一双蕴含着怒气威势的剑，直接冲上妖兽面门，怎么看都比江疏宇的那个好玩。第4轮考核本来难度就不止10倍增长，如今第1波妖兽就够得这帮年轻娃娃受的了，第2波和第3波也接踵而至。终于，近乎一大半的人止步于此，而防御力比之大多数人还算强横的孙洋洋，也在第5波走到了尽头。能走到第4轮的，已经算作天才了。但是被传送出来的人还是面色发白，心有余悸地看着试炼塔，真是可怕，太多了，看得我头皮发麻，也不知道那第1名的情况如何。人家估计比你我厉害多了，每一波都清理得一干二净，没看人家第1轮的成绩吗？ 0.1秒。哎，本来以为我已经是个天才了，真是天妒英才，我上头竟然还有这么闪耀的人物。听到这话，孙洋洋得意地伸手一拍，肩膀突然被拍了一大掌的人差点被吓得跳起来，还不待他发作，就听见孙洋洋摇头晃脑的侃侃谈：“我大哥江疏宇要通关第4轮，简直就是小意思。”话音刚落，周围的人都忍不住竖起了耳朵，向孙洋洋那边靠了几步。道友此话怎讲？道友何出此言？见状，孙洋洋顿时洋洋得意，狐假虎威起来。他清清嗓子：“玄宇城知道吧？我们玄宇城那有个副本 LV17的，可是呢，我大哥江疏宇 LV12就孤身进入困难级副本，从头刷到尾。
真的假的？众人只觉得跟听天书一样，甚至怀疑孙阳阳是个说书先生了。看众人不信，孙阳阳来了劲了，添油加醋的将江疏雨带着他几分钟刷完副本，如何惊险，如何蹦蹦蹦3下把整个副本炸翻的。当然，他这么一说，不管添油加醋没，都不会有人信。哪有人几分钟就把副本给扫荡完的？扯淡！孙阳阳才不管别人信不信，他憋了好些日子了，终于可以炫耀出来了，2个字：舒爽。而他憋那么久的目的，也是因为他早就在御简的论坛广场里找到了香菜俊俊首席的博彩，他可是把大半身家2000零食全部都押给了江疏雨。要是提前让人知道了，这盘就没法开了。毕竟香菜郡中心城池有一大堆天才牌在前头呢，也不知道他这回能赚多少。试炼塔顶层，几个老头围着仅剩下的5个画面，激动的不时摸摸胡子或是扯扯衣袖，总之就是坐不住。他们没有想到，在这第4轮考核中，竟然真的杀出了一头黑马——江策。LV18件新通名罕见江策。此刻他的画面是最大的，而且他的战斗场景也是最热血沸腾的。画面之中的江策正拿着剑，不断游走在妖兽之中。先说他是个剑修，但是身手敏捷，一点都不亚于安慧。而且他的每一次攻击都十分快、准、狠。虽然每一次发力看起来都温和无比，但实际上渐渐致命，数不清的竹妖都断成了2截，躺在了他的脚边，还有湖泊之中的美人鱼也沉寂下去。江策，这小子是剑修世家江家的人？对，我印象里好像是的，不然也不会知道考核传统，知道后2轮获取贡献值的关键，现在才开始全力以赴。难怪，明明是罕见级天赋的，现在才开始显露锋芒。这样的战斗画面才叫精彩，看得老夫那叫一个舒爽。剑修世家江家曾经一同参与过大考的规则制定，江家出来的人也几乎都是剑修，在修真界算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与此同时，在这第8波兽潮开始后，除了江疏雨之外，另外4人的战斗都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安慧开始爆发前所未有的伤害值，身法更加敏捷起来，加快了收割的速度。徐婉也不再节省精神力，将技能发挥到了极致，把妖兽们一圈一圈的绕在一起，再丢出火球和冰霜。而何月东也施展开怒剑的状态，整个人像被火花包围一样，朝着之前遗留下来的和新来的兽潮冲了过去。至于江疏雨，他不紧不慢地等待妖兽出现，全部解决后，他摸摸肚子，有点饱了。直至第10轮开始，亡灵傀儡把考核区域里的元帅及妖兽和小妖兽们清空之后，他就开始了将近1分钟的等待模式。老头们直接懒得吐槽，心里只有羡慕嫉妒恨了。第4轮考核结束，参与人数128人，仅有5人通过考核，考核排名如下。第1名江疏雨，贡献值100加1650加500加2000。第2名安慧，贡献值80加525加500加2000。第3名徐婉，贡献值50加215加500加2000。第4名何月东，贡献值30加205加500加2000。第5名江策，贡献值20加190加500加2000。苍老威严的声音一出，众人哗然。5人通过，那不就是说明这5个人就是香菜郡最顶尖的天才，有天骄之风采，同时也代表着他们已经一只脚踏入玄武圣地了吗？参加考核的修士说不羡慕是假的。灵气从众人周身流转过去，恢复到了最佳状态。安慧等人重重吐出一口浊气。终于结束了，玄武圣地，等我。玄武圣地，第1是小爷的。玄武圣地，小爷来了。哼，小娃娃们，别以为这个成第5轮考核，如果你们的表现不够出彩，一样会被淘汰，所以小心谨慎些。老夫知道你们都想进玄武圣地，但要进去可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你们的贡献值能够达到1万，那肯定能进去。所以想要获得更多的贡献值，好好听老夫接下来的话。就连江疏雨也不敢有1分1毫的松懈，仰着头看向天空。第5轮考核，你们将会被传送到古战场，当然里面有许多因煞气而衍生出来的妖兽，什么类型的都有可能出现，而且你们见过的、没见过的，甚至不知道的妖兽在里面也会有。古战场的妖兽数量非常多，第1波兽潮就有上百，不只有普通妖兽，还有精锐、将军级、元帅级、王级，对应的贡献值也逐层递增。第1关的妖兽全部都为 LV18 或 LV19，对应贡献值为50和100。第2关之后，妖兽每多1级，贡献值则翻倍，最高等级的妖兽为 LV23， 杀1只奖励1600贡献值。当然了，这只是普通妖兽对应的贡献值。如果江疏雨在这一轮考核中栽了跟头，之前的第1名贡献值就根本没有什么看头了。看似不公平，但江疏雨却知道，这恰恰说明了第5轮考核的艰难与考察的全面。能通过第5轮考核的，最后无疑不在人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如此，才会有这么高的贡献值奖励。终于要到了有意思的环节了呢，也不知道难度会不会比玄宇城的副本难。江疏雨这样想着，瞬间精神一振，回到了还未开始考核前的激动与兴奋状态。试炼塔顶端的几个老头纷纷扼腕，好想看江疏雨在第5轮受挫的样子啊！怎么就要那么高的权限呢？真的太讨厌了。古战场，呼啸的风声吹过这片大地。说是古战场，这里更像是一片荒山野岭，衔接着苍茫的戈壁滩，天空之中不时还有陨星划过。此处也许已经极为接近天空了。最像战场的只有残破不堪的地面，黑色的地面不知道是血堆积而成的历史，还是幽深黑色的泥土。不过也只有这样的环境才能给修士们发挥的空间，不论是拉扯风筝，还是借助不同的地势进行攻击，都十分适合。嗡！古战场的寂静被打破，一束曙光从群星遍布的天空中突现，直指向地面散开落去。
逐渐有人影从中走了出来，是整个玄武大陆参加考核的年轻修士们。到了第5轮，自然要全部一起进入。但现在一览无遗过去，整个古战场也仅剩下了数百人而已。江疏雨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从传送阵中踏出，便感觉到亡灵傀儡们在激动。整个古战场弥漫着鬼修极容易感受到的煞气与亡灵气息。他全身的毛孔舒服地打开来，贪婪地呼吸着此处的空气。玄宇城采石场副本也好，之前的一轮轮考核也罢，都不曾出现过这般的气息。看来这个地方发生过真正的生死大战，参战人数极多，所以地面上的黑色是血书写的历史，因此此处的血腥味才经年不散。看来是要让我们这一批进第5轮的修士体现感受战场了。哒哒哒，噗！不知从何处传来了阵阵脚步声，还有破空的风声。一群妖兽已经发现了江疏雨的踪迹，迅速朝着江疏雨飞奔来。不过数量不多，只有10只妖兽，应该是个小分队。此处没有结界，江疏雨直接将探测术丢出，只显示了 LV19 金妖小队长和9个 LV18 金妖，别的什么属性技能都没有显示。江疏雨看到一个个面目都是涡流的镜子，它们像或方或圆的普通镜子，或凹陷或突出的哈哈镜，面目诡异，镜面上还覆盖着一层藤蔓。而越靠近江疏雨，他们的脸上就都是江疏雨身着学院蓝袍的身影。不仅如此，镜妖的镜面都在微微颤抖，发出嗡鸣声。因为这里的动静，镜妖的其他分队也都冲了过来。除了江疏雨这里，其他人那里也一样。江疏雨有些异动，不知道枯骨烂炸在镜妖身上会不会起作用。但不等他思考完毕，脑子已经使唤亡灵傀儡向前冲了上去，先试探一波。3剑齐落，3个镜妖都被打得镜面破碎开来，但镜框依旧还在，还挥动着手里的藤蔓，包括那个 LV19 的，看来还没有死透。属性有点高啊。虽然有些意外，但江疏雨见到此种情景也觉得在意料之中。毕竟是第5轮，强一点也正常。不过他们的藤蔓攻击对于亡灵傀儡而言就像挠痒痒一般，不过攻击有点弱啊，本来还以为是精神攻击系列的。继续攻击，退了几步，方便江疏雨观察的亡灵傀儡又上前冲去。哗啦，3只被最先攻击的镜妖们彻底破碎了。江疏雨贡献值加200。此时试炼塔最顶层一直盯着5人贡献值的几个白胡子老头们，一脸黑人问号的表情。什么情况？这小子怎么一下子就加了200？他不会真的有4个召唤生灵吧？我看有可能。江疏雨贡献值加450。下一瞬，江疏雨的贡献值又发生了变化，枯骨烂炸技能居然真的有用。老李犹豫的开口，会不会他有9个亡灵傀儡？没有人回答老李的问题。咕噜，老头们已经被这个场面惊到了。第5轮是非常难的，众所周知。要不是他们已经调来了江疏雨的资料，恐怕他们已经怀疑这是哪家老怪物放出来的小怪物了。古战场刚好这一队解决完了。江疏雨看向另外几队奔赴而来的镜妖，看到了满满的贡献值，想要跳入他的怀中。不着急，我可爱的贡献值们。江疏雨又放出了7个亡灵傀儡，和亡灵傀儡们奔跑起来。10个亡灵傀儡有序不稳地吸引着10队镜妖，聚集到江疏雨定好的那个位置。待镜妖们包围住亡灵傀儡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瓮中之鳖，捕蝉的螳螂。10个亡灵傀儡动手了，咔，哗啦，5只镜妖小队长被打碎了，趁着镜妖的镜片还被藤蔓包裹着，傀儡便将其往上一扔，嘣！大地被这么强烈的震感影响，也摇晃了1、2下，连带着江疏雨都有些站不稳了。哗啦，亡灵傀儡们被炸飞了，纷纷跌坐在地上。他们整齐划一的摇晃了下脑袋，便杵着剑立马站了起来。而镜妖们则是被整齐划一的炸为了碎片，化为了江疏雨的贡献值。江疏雨贡献值加5500，100只镜妖前脚还气势汹汹的，后脚便莫名成了他人的鱼肉，挂得憋屈。没有彩蛋，当然这是开玩笑的。江疏雨1分钟同时斩杀镜妖100只，奖励贡献值200，则真抠门儿。江疏雨抿着唇，似乎觉得送不送都没什么区别，还不如他自己打的呢。死！老头们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是人干事。第5轮考核才开始3分钟，江疏雨的总贡献值已经达到了10400，进入玄武圣地完全足够。考官们打死都想不明白，江疏雨到底做了什么？要是有别的修士看到他这样的贡献值变化，一定会觉得人神共愤。不管他做了什么，第一波妖兽肯定都被清除了。看样子这小子的表现真是让人出乎意料。老头子们发誓，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事情。要是有机会的话，他们真想问问江疏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瞅瞅别人的贡献值，最多的也才加了个150而已，哪有这样成千上涨的？红衣青年的眉毛几不可闻的挑了几分，心中也有些骇然。就算他见识比这些老头多，也实在没有见过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这小子到底要怎样的难度才能难倒他？古战场可堪比正规战场的1/10了呀！难道需要真正的战场才行吗？他喃喃自语着，也想知道江疏雨在里面做了什么。可惜他也没有观看第5个考核的权限。镜妖们被炸得一干二净后，江疏雨又开始耐心等待起来。不知道第2波妖兽什么时候出现，应该不会要1分钟那么久吧？轰噗！苍穹之上传来了轰隆声和急速的破空声，江疏雨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果然，抬头一看，是一颗在空气中摩擦出火花的陨石在往下降落。国粹！江疏雨此时已经来不及闪躲了，他只能召唤出数十个亡灵傀儡呈半球状将自己笼罩起来。半球网毫不畏死，
本来就是死的保护着他们的主人，等待着陨石降落。但愿6200的肉身数值可以帮我抵挡住这些伤害，因为他实在估计不出这颗陨石的杀伤力。砰！火花在半球网组成的结界下被冲刷到地面上，成功挡住了。然后陨石被半球网轻轻松松弹开，向后方滚落。呼！江疏宇长舒一口气，吓死人了。他还以为这颗陨石的杀伤力的多强呢，结果没有想到连落地的余波都震不起来。不过就算如此，下一次陨石来了，他也不会拖大自己上去硬抗。有肉盾不用，还是那句话，王八蛋！见天空之上再没有什么异动，江疏宇放心的让半球网散开。大，突如其来的脚步声让江疏宇心情大好。看来刚才的陨石是技能，终于送上门来了。看来不用等冷却时间，真棒！他留下10只亡灵傀儡结阵围在自己头顶，另外的30只亡灵傀儡举着剑冲了上去。不出他所料，又有一波陨石从天而降。而这一波妖兽都是松树妖，一个 LV19 的魔法师带着9个拿着手枪的 LV18 射手。江疏宇觉得新奇极了，这还是他第一次在书简之外看到拿手枪的妖兽射手呢。只可惜他们的子弹对亡灵傀儡来说没有什么卵用。这一次江疏宇直接让亡灵傀儡们使用了技能雷霆万钧。这次的松树妖都会说话了，一个个惨叫不已。而他们的下场和刚才的劲妖一样，最终在枯骨烂渣的技能下尸骨无存，连一根松针都没有剩下。爆炸声此起彼伏，上百个松树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便又要等待刷新复活了。不过等他们复活的时候，已经看不见江疏宇了。漏鱼之王也在亡灵傀儡的补刀之下魂归西天。江疏宇贡献值加6050，这又发生了什么事？距离上次贡献值变化1分钟都没到啊！江疏宇究竟是什么怪物？这般变态？是啊，太变态了！只要再给他一点时间和资源发展，必然能成为我人族的栋梁。老夫看这小子已经足以与那几位相媲美了。可不能这样夸奖，这孩子的心性具体怎么样尚且未知，还不知道是否能够顺利成长起来。但老朽说他已经超越传说级了，你们认可吧？此话确实有道理。修真一路哪有坦途？纵使修真界已经被强行改变了修炼方式，但天才的崛起同样需要时间。谁也不知道江疏宇未来能不能走到那一步。现在说什么话只会显得太早。而且他们有更重要的事，保护人族的未来都是一颗颗还未燎原的火种，只有保存下来，人族才能继续壮大。看来这孩子的群体攻击技能也很强大呢。老李将话头一转，众人的注意力果然被转移了。好小子，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既可以单独作战，也可以进行群体作战，优秀！松树妖们炸开之后都是木屑，没有什么鲜血流出。江疏宇突然意识到此地的亡灵气息或许来自后面的考核妖兽。他正在后悔没有戴口罩的时候，古战场之中他所在的位置已经响起了一道声音。第2关考核开始。还不等江疏宇去思考那声音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他的方圆1里、2公里开外逐渐响起了脚步声。这些声音杂乱无章，但错综有序。亡灵傀儡们已经将江疏宇团团围住。来了！江疏宇在心中暗自期待。LV20巨熊长枪战士， LV20巨熊弓弩手，10熊一组，4个战士和6个弓弩手，每个贡献值都是200，那么一队就是2000。此处有20队，那就是4万。此时江疏宇的双眼恨不得全都绽放出光芒来。不是他好战，而是贡献值太高了。这样下去，郡守席没准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了。江疏宇毫不担心自己解决不了这些巨熊，但习惯性的思维已经让他再给普通玩家诸如徐婉思考起攻略来。按这个难度来看，别的修士估计很难杀过第2关，就算能通关，也需要花大量时间，除非控制技能比较多。第1关的难度在他看来并不算多大，只要费点功夫，大部分修士都能过关。可是第2关就难多了，才增加了点级别，妖兽变化数量翻倍，就足以让难度增加数倍。射手号称召唤师天敌，再加上弓弩手这种射手的出现，就算控制技能多的魔法师、召唤师等都得望而却步。江疏宇的判断一点没错，在玄武大陆大考的历史上，能通过第2关的修士微乎其微。其实古战场共有5关，目前最高纪录是通过第3关，这项纪录还是在200多年前打破的，后来就再也没有人打破过这项纪录。监考的老头子们也在纷纷猜测江疏宇能不能打破这个纪录。我觉得他很有机会，虽然不知道这家伙的群伤技能到底是什么样的，但从之前的表现也能看出1、2恐怖。这孩子是不是觉醒了天赋啊？老李此言一出，尽皆沉默。你们想啊，一个修士再强也有极限，不可能强到这种地步。有道理，如果江疏宇真的觉醒了天赋，那可是天大的好事啊！老头们越聊越偏，但眼睛都一瞬不瞬地盯着江疏宇的贡献值。江疏宇的贡献值就像跳楼机一样，要么悬停着，要么就蹭一下往上冲。江疏宇打本的老套路不变，让亡灵傀儡们纷纷出动奔跑起来，吸引巨熊们的注意力，圈到一起通通炸掉。对付妖兽嘛，不在于方式多猎奇，最重要的是实用。亡灵傀儡吸引完仇恨，把巨熊们全部拉到一起，斩掉几只熊，再使用枯骨烂炸，成片死亡。这种打法江疏宇早已驾轻就熟，效率高到惊人。很快四散而去的亡灵傀儡已经把所有笨拙的巨熊吸引到一处地方，开始绕着巨熊弓弩手跑。江疏宇等巨熊们聚集的差不多的时候，便让亡灵傀儡们进行攻击。
LV20的巨熊长枪战士瞬间被秒杀，接着便是蹦蹦蹦一连串的枯骨烂炸。眨眼间，江疏雨附近的区域再次恢复平静。江疏雨贡献值56450，老头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娃娃已经杀到第2关了。不过都踩 LV20对他来说影响不大。唉，这第5轮考核简直就是给他去送贡献值的。要不是我没有权限，真想提高难度锤他。老夫也有这种想法，弄几10个王级妖兽进去，看他怎么对付。看看江疏雨的贡献值，再看看别人的，怪咖和普通天骄的差距就出来了。此时排在第2的已经变成了徐婉，他身为元素召唤师，群攻技能更适合第5轮的考核。他也是香菜郡之中除江疏雨之外清理妖兽最快的人。不过他此时的贡献值也才7765而已。第1关的100只妖兽已经被他杀得差不多了。在徐婉之后的竟然是江策，这位剑修后来居上，贡献值也达到了6000。看来江策也是个应对大批量妖兽不错的修士。安慧和何月东就要差一点，安慧一个接着一个进行袭杀，虽然稳定，但效率不算高。何月东比较直接与妖兽硬碰硬。至于怒剑化技能，现在还不是时候。这2人现在的贡献值增加都不快，到现在也不过5000出头。不过他们都对自己有信心，完成第1关，贡献值破万不是问题。等级、天赋、贡献值每一项都符合要求，进玄武圣地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玄武大陆大考是大陆性一同开始的，以郡为单位，在同一天同一时间进行，各郡的修士进度也差不多。现在几乎各郡的大考已经开始了第5轮考核，纷纷开启了古战场。只要是能进入其中的，无一不是天才之辈。这也是今年玄武大陆所有修士中天资最好的一批人。在玄武大陆高层眼中，这些年轻修士就是玄武大陆的未来。每年总能从中诞生出一批强者，为玄武大陆输送新鲜的血液。在玄武大陆的最中心城池，赫赫有名的玄武城，一座巨大高塔浮现在半空之中。玄武城中无数人抬头望天，无论在哪个角落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此塔。此塔平时并不出现，出现之时就是玄武大陆大考之日。这座就是试炼塔的本体，正在各中心城池进行大考的试炼塔都是它的分身。在玄武大陆中共有3座神塔，试炼塔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一座是位于玄武圣地的玄武塔，第3座被称为镇魔塔，常年在前线镇守，基本上不会出现在子民眼中。忽然天昏地暗，空气中的温度急剧下降，昼夜立马经历了轮换。在这漆黑的深夜里，一道更为黝黑的浓雾从空中划过，它的目标就是试炼塔。站住！一声呵斥响彻天际，众人这才注意到天空之上有流光出现，但依旧不知道发生了何事。可那黑色的雾气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仿佛试炼塔就是它的归宿。你还想挡住我？太可笑了！因为来不及了，枪！黑色浓雾扭曲成了一个鬼脸，奔逃时还不忘记嘲笑身后的人，而身后的人显然被这个举动给触怒了。一双金白色的透明眼眸出现在天空之中，浓雾瞬间被吓得皱成一团，呐喊油画模样。他加快了冲向目标的速度，而那眼眸的速度也不慢，从中绽放出圣洁无比的光芒，刺向了黑色浓雾。黑色浓雾不知抛出了什么东西，一个黑紫色的巨盾在空中拦住了眼眸的攻击，但也只是一瞬而已。以他的实力，根本敌不过来人。啊！浓雾此时距离塔身不过100米，但却被光芒射中，发出了一声惨叫。与此同时，就在塔顶边上，一团哑黑色的浓雾凭空出现。枪！这位令众位子民拜服的仙尊，竟然也会被我骗到呢！拜拜！黑雾的声音不男不女，时老时少，让人猜测不出他的真实模样。咻！待他钻入试炼塔后，身后之人才跟了上来。与此同时，还有另外2个身影化作流光赶来，同时将这片天地的白昼带了回来。这3人身上隐约有金光可见，那是他们身上的功德结实，竟然让他逃了。一个男子后悔地捏着拳头，恨不得把试炼塔锤烂，当然只是想想而已。眼下更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处理那个令人讨厌的魔。陈星，这也不怪你，谁能想到魔窟的魔头竟然会在今日突然发难？以往他们都还算安分，谁知道呢？陈星，你也不用自责。蓝晨星叹了口气，这些不是问题的关键，现在要解决的是试炼塔。那帮年轻后辈可对付不了这个魔头。这样，给我半个时辰，让我解决。试炼塔内，所有修士都还在拼尽全力与妖兽搏杀，突生巨变。什么情况？妖兽怎么都消失了？土壤里还有黑色的雾气冒出来，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儿？难道是新的关卡？江疏雨没有其他修士那么宽心，立马察觉到了不对劲，让亡灵傀儡们将自己包围。可是没多久，江疏雨，是徐婉的声音。亡灵傀儡们循着声音的方向开出一条道路来。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我还想问你呢。你看看，大家全都被划到这一片了，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江疏雨左手抬起，右手撑着下巴，思考起来。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总之小心点，静观其变吧。然后他开始观察四周，果然，所有参加考核的修士都已经被圈到了一片地方。是考核暂停还是？见状，徐婉原本慌张的心神瞬间安定了下来，看向江疏雨身边的亡灵傀儡，他瞬间觉得有冰冷的召唤生灵也许更容易让人冷静吧。后辈们，我是南星辰。此话一出，这一片的年轻修士都哗然不已。我的偶像是星尊，我才刚进试炼塔呀，竟然就……还不等众人发表自己听见偶像的情感，南星辰沉稳的声音又继续开口了。魔窟的魔头钻了空子，
潜入了古战场之中，还请你们保护好自己。我会在半个时辰内解决好此事，修补好结界。再强调一遍，魔头的目标是你们这些年轻修士，为了今后你们能成长起来，务必保全自己。我玄武修士，不畏魔窟。香菜郡试炼塔分身顶层，东郭景阳听见南星辰的声音也激动不已，但很快意识到有大事发生。魔窟那些脏东西还真是心思不正，竟然把主意打到我玄武的苗苗头上来了。希望星尊能顺利解决吧。嘿，你说这魔窟怎么贼心不死，什么歪主意都敢打？老李，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们站在哪个角度都觉得这招很辣，不是吗？老郑说的对，这帮龟孙子还知道冲着大考来，就冲这一点，我瞧他们除了狡猾之外，还有点脑子。管他狠不狠辣，关键是里面的娃娃们怎么办？万一星尊解决不了，以后那帮龟孙还得来，那咱们人族的小花苗们怎么办？肃静！东郭景阳抬起手，红色的衣袖随手放在了椅子把手上，那是星尊啊！几个老头如醍醐灌顶。对哦，那是星尊。他们担心个锤子。试炼塔中的年轻修士们也是这样的想法。我玄武修士，不畏魔窟。甚至还有疯狂的迷弟迷妹蹦跳着，举着拳头重复着星尊的这一句话。我们的主人翁江疏雨自然也激动不已。星尊啊，那是星尊！他激动的呼吸都在不住的颤抖。如果这个游戏修真界有玩家排行，星尊绝对属于头牌大佬。而徐婉也不过才17岁而已，真是热血沸腾的年纪，激动的跟着大喊。随后众人在没有被号召的情况下，自觉地向其他修士靠拢起来。所有人都知道魔窟是个可怕的地方，其中的魔头对人族的敌意更是达到了高峰，一直都是人族的死对头。虽然其中的妖兽和魔头都非常多，但同时也是个宝藏之地，许多宝物和副本都在其中。如果实力允许，这帮年轻修士未来也免不了要去一趟。话说魔窟的妖兽最低都有 LV85，你说要是咱们遇上了，能对付得了吗？徐婉轻蹙黛眉，有些担忧。但江疏雨也不知清楚魔头的具体实力，不知道该怎么办。星尊都来了，要相信他。江疏雨的语气前所未有的坚定。既然南辰星来了，那他死在试炼塔里的几率就从90%降到了10%，还有什么更值得庆幸的呢？更何况只是一个魔头闯入而已，又不是魔窟全部力量都来对付他们这帮花苗。好，徐婉重重点头。此时古战场之中弥茫着的血腥味越来越重，黑色的浓雾逐渐遮盖住了天空之中的星辰，只剩下无边无际的黑暗。而后一阵怪笑声响起，锵锵锵，你们这些小娃娃还想对付我？还是把屁股洗干净，穿上尿布睡觉吧。魔头对于江疏雨他们严阵以待，敢跟他对上的勇气十分不屑。魔头，休想得逞！没错，我们有星尊在。切！魔头不屑地冷哼一声。南辰星想要抓住他，没门。就算抓住了，到时候他早已经把这些小兔崽子给杀得一干二净了，这个买卖倒也不亏。他的话音落下之后，整个古战场里原本属于魔窟的血气全部被召唤出来，弥漫而上。江疏雨蹙着眉头，反感这种行为。捕鱼不捞鱼苗，摘草药不摘幼苗。但转念一想，这是种族的生死仇敌，哪会讲这么多道德？伤害最高的刺客、杀手、剑修，还有防御最高的体修、盾士们都包围在了最外圈，召唤类、御兽类和魔法类的都在中间，攻击最远的射手和控制系修士等等都在最中央。3层攻击阵型已经成了玄武大陆修士默认的一种万能阵型。哎呦，好怕怕哟！你们的阵型也太全面了吧？不过也正好，方便本魔一网打尽，全部杀死！锵锵锵！哎呀，你们的星尊还要半个时辰才能把我赶出去呢，到时候也不知道能不能就得了你们。许多年轻修士瞬间脸色臭了下来，说他们就算了，竟然还故意挑拨离间，真是讨厌的很。哒哒，脚步声响起，魔头吸引出来的血气似乎都融入了第5关考核的妖兽之中。众修士都能看见远处奔跑而来的劲妖比之前大上了2倍，镜面上的藤蔓都变成了红色。呼，吓一跳，是 LV23的，我们一起对上去应该没有问题。有别的郡的修士当先丢出了探测术，得到了情报。徐婉这时也才想起来，对哦，差点忘记了古战场有限制，最高不能超过 LV23的。年轻修士们松了一口气。可是古战场里又不只有一只妖兽。有位女修小声的开口，所有人都沉默了。他们刚才对付比自己级别低的妖兽都那么吃力，若是所有妖兽都朝着他们这里来，那根本没有办法对付。不过半个时辰要搏一下似乎也不是不行。哒哒，随着更加重叠的脚步声响起，众人所想皆成为了现实。古战场的妖兽、劲妖、松鼠妖、巨熊，还有他们没见过的许多妖兽拼凑在一起，只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全部都加了个后缀魔化。统一的 LV23妖兽大军的脚步声压在了众人的心头，这帮年轻修士的心房也在逐渐崩塌。平时对上比自己高1、2级的妖兽都还行，可4、5级他们想都不敢想。恐怖的威压让他们不敢放松一丝，紧紧地抓住自己的武器。徐婉也吓得有些心慌，忍不住伸出手去拉住江疏雨胳膊的衣袍，想要借一点力量。不知为何，他就是觉得江疏雨有办法对付这些魔化的妖兽。江疏雨，别怕，看样子他们的实力也就将军级而已，虽然比较棘手，但能解决。江疏雨定定地看着徐婉，他想让星尊毫无后顾之忧，放心加固试炼塔的结界。但徐婉一点都没有被安慰到，反而更加慌张了。什么将军级？江疏雨可以单枪匹马对付一群精锐，甚至一群精锐头目的事情，他一清二楚。
但是要说江疏宇对付一群魔化的将军级妖兽，他该怎么相信呢？锵锵锵，人族的天骄们，你们慌不慌？怕不怕？这可是我给你们准备的礼物哦！这些魔化过的妖兽的实力全都是将军级呢，可以陪你们好好玩玩。而且我很温柔的，才安排了100只妖兽呢，你们可要好好感谢我，不然你们的星尊可没机会救你们了呢！锵锵锵！你这个魔头，休要妖言惑众！一个剑修将剑直指天空，气愤道：“哦，竟然有这么英勇的小子敢挑衅本魔，本魔很欣赏你。这样吧，你想单挑还是1对100呢？本魔给你个机会。当然，其他人族娃娃你们也可以选择哦。”妖兽越来越近，魔头的笑声越来越猖狂，一部分年轻修士们的脚步也在对峙着向后退去，害怕。虽说他们对星尊有信心，但面对比自己高上4、5级的将军级妖兽，怎么保全自己？渐渐的，年轻修士们两极化分开，一群人如中流砥柱般誓死不退，一群人却如浪拍的流沙，不断向后退缩。香菜郡参加考核的5人，除了何月东，每个人都站在原地。安慧、江策还有徐婉都握紧了手中的武器，眼神凝重，只等待攻击的最佳时机。但是江疏宇没有再磨蹭了，如今局势明朗，不如赶紧把这些魔化的妖兽解决掉。只是不知道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比如魔气感染。唰，江疏宇动了，在他前方是一群穿着黑袍的亡灵傀儡。此时许多年轻修士才发现，一群穿着黑袍低着头的，原来是召唤生灵。那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召唤生灵啊？这个召唤师真不怕死。他是 LV20 鬼修亡灵师，唯一隐藏江疏宇。唯一隐藏，厉害啊！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咱们是不是该跟着一起上啊？上！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徐婉早就跟了上去，他快气得头秃了。明明是队友，但是江疏宇每次行动都只有简单一句话，连商量都没有。什么别跟来，对面是100只将军级妖兽啊，他怎么可能不跟上去？就算他力量微薄，但见死不救，那还是同门吗？于是这片战场上，100数人中仅有1半的人敢于与魔化的妖兽争锋，他们脑海中唯一的信念就是打倒眼前的魔化妖兽。哦呀呀，竟然有这么多人上来送死，本魔真是没想到呢。看在你们都是天骄的份上，本魔给你们一个机会，如果你们乖乖跪下来臣服，那么本魔愿意让你们给我当人奴。锵锵锵！还是那句话，江个人狠话不多，他并没有理会魔头的话语，一直向前冲去。杀！他急停下来，在妖兽眼前50米处停了下来。30个亡灵傀儡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他身前。纵然徐婉跟他一起下过许多次副本，此时也不理解他的脑回路。与此同时，其他英勇的修士都赶了上来。锵锵锵！看来你们是想通了。可是没有人理会他，而是疑惑地看着江疏宇。徐婉当先开口：“你怎么在这里停下来了？”因为距离够了。话音刚落，总共119个亡灵傀儡齐刷刷地站在他身前，脑中的魂火散发着橙色的光芒。死！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怎么会有这么多？徐婉见怪不怪，立马意会了江疏宇的目的。只见这一大群亡灵傀儡冲了上去，动作快得让人都看不清，空气中只残留了他们手中的剑光与寒气。安慧作为影子猎手，一向对身法要求极为严格。同样的，江策在家族中也被魔鬼训练过。两人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江疏宇的召唤生物的独特之处，就算攻击力不行，凭借着速度也可以和敌方拉扯一段时间。魔头也是这样想的，他只觉得这位年轻的人族奶娃娃太嫩，就算拉扯一段时间又如何？强大的武力值面前，速度什么都不是。呀，这是给你未来的主人献上奇特的礼物吗？可惜本魔没有养狗。他的话语贱兮兮的，让许多人听了都头大。明明是人族打团时拉仇恨的嘴炮模式，偏偏被对面看不见摸不到的魔头拿来嘲讽人，脾气暴躁的都想一剑砍上去了。然而亡灵傀儡的速度更快，雷霆万钧！亡灵傀儡们得了指令，每10个就冲向一个魔化妖兽砍了下去。剑刃上所带的剑罡强横无比，当场魔化妖兽就受到了重伤，但也仅仅是重伤而已。虽然只是将军级妖兽，但毕竟是魔化过的，防御力得到了极大的增长。智慧也是，就在妖兽们躲避攻击，只被几道攻击打伤时，妖兽们便出了招数，近妖的藤蔓朝傀儡们鞭笞而去。松树妖射手将他们的松果子弹弹射而出，空气中爆起一波波热浪。巨熊战士们也举起了大刀，朝前方挥去。亡灵傀儡们立马受到了轻伤。攻略玩家江疏宇的脑海中立马开始分析，魔化妖兽们的防御力6000左右，攻击力却只有4000上下，出人意料的统一。既然攻击不高，江疏宇直接派出20个亡灵傀儡围攻一个妖兽，这样就算想闪避也没有空隙了。哗啦，一只劲妖破碎开来，击杀 LV23劲妖，经验加10000。江疏宇眉毛挑起，眼底闪过一抹喜色，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这算是试炼塔妖魔入侵的彩蛋吗？虽然有点少，连柴王都比不上，但这是不需要等待冷却时间的啊。零成本经验值，美滋滋。他利落的抬起手来，以那个劲妖的残骸为中心半径10米的地方，轰，炸了！接下来跟在江疏宇身后的修士们只听到不绝于耳的轰隆声、镜片的破碎声、树木的炸裂声、巨熊的血肉噗呲声。他们的眼前是一团又一团亮丽的火花，呈球状炸开。咕噜，有人咽了口唾沫，太可怕了！一波爆炸至少能拉走10个魔化妖兽，关键那些都是将军级的啊。江疏宇要的就是这个，
将军级的妖兽残骸残余的能量才能有效地发挥出枯骨烂渣的效果，不然他也不会那么轻易送走这群妖兽，顺便赚到100万经验值外快。太爽了！少归少，但多呀！要是再来几波，他升级绝对是同批修士之中最快的。沉默寡言、淡若青山的江策抱着自己的道侣剑，难得的说出一句话来：就结束了吗？安慧看了他一眼，点头：你没眼花，也不是幻觉。其他修士对江疏雨的技能眼热无比，羡慕啊！我怎么就没学会这种技能呢？江疏雨你好帅啊！鬼修牛屁！以后谁说没听过鬼修，我当场就要给他科普个108000字。我们是不是活下来了呀？好棒啊！我一出去就要给我爹娘报喜。江疏雨这一拨人热闹无比，热火朝天的讨论着刚刚的盛况，但后方那一群逃兵却目瞪口呆，难以置信的摇头。其中尤为恐慌的便是何月东，他突然意识到江疏雨这么强的人，他是怎么有勇气和人家争第一的？而且恐怕人家还没注意过自己的存在吧？可他依旧不信命，愤愤不已。如果我觉醒的修炼之道不是唯一隐藏的鬼修，一定是他抢走了我的道。天道不公，我才应该是第一，我才应该是解决那群将军级妖兽的人。可他这一拨人里，没有人管他的疯癫，许多人大多只有劫后余生的欣慰。修炼之道向来天定，就像修真界没有改变之前，觉醒几灵根都是天定，哪有被人抢了这么一说？我们得救了，这下就不用担心了，有强者在。但接下来的事情却不在他们的意料之中。这怎么可能？不，本魔不相信这一切。魔头的音调愈发扭曲起来，一定是本魔的魔气不够。我的孩子们，出来吧，把这些人族娃娃都给我吃了。黑色的浓雾和红色的血气比之前浓稠了许多倍，江疏雨受不了这些血腥味，差点恶心的要吐了。陈年老血的味道真不怎么好闻，尤其混入魔气之后。天地震颤，整个戈壁滩都晃动起来。几秒之后，戈壁停下了动静，传入众人耳中的是比之前更加密集、更为急促的脚步声。哈哈，你们都死吧，人族的渣子们！你们人族就不该存活在修真界，这应该是魔窟的天地。随着魔头越发疯狂的话语，一处山石之后的黑色浓雾最为明显，隐隐有虚影在激动的颤抖。与此同时，许多分踏而至的妖兽已经出现在了年轻修士们的视线之中。这群还未成年，甚至刚成年的少年少女意气风发，被江疏雨的表现鼓舞了。他们也冲了上去，对上魔化的妖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比自己更加天才的人多的是，他们也要更加舍得将自己丢出去磨砺才对。找到你了！江疏雨敏锐地捕捉到了颤抖的虚影，估摸着距离，600米到700米之间，还在亡灵傀儡的最远距离1250米内。既然如此，那就擒贼先擒王吧。5个亡灵傀儡当即扛着一只巨熊的尸骸向那个位置跑去，而江疏雨也被2个亡灵傀儡扛着跑过去。其他的亡灵傀儡全部留在原地，等着收割经验值。刚才那100万经验还不够他升到 LV21， 相信再收割一波肯定能升级。那个黑影一开始还不明白江疏雨和这几个召唤生物的目的，直到亡灵傀儡跑到他跟前100米处，还带着一大个死掉的巨熊时，他明白了。刚才江疏雨的技能就是丢死掉的妖兽炸开，可是现在对方近在咫尺，他根本来不及逃跑。你想做什么？你别过来啊！本魔很怕疼的。魔头连掩饰隐藏自己的心思都吓没了。他不明白小小的人族娃娃为什么能这么残暴，这可是他第一次偷袭，而且他自以为计划绝妙无比，竟然在这个人族少年面前翻了车。轰！等待他的却只有巨熊的爆炸。啊！魔头尖锐的声音差点刺穿了江疏雨的耳膜，他下意识地捂住了耳朵。这么中气十足，看来还没死啊！人族，本魔与你不共戴天，你且等着，本魔啊！本魔的灵魂，本魔的灵魂为什么能被你灼烧啊？好疼啊！江疏雨收回了丢出魂火的手，拍了2下。啰嗦，反派死于话多，大抵就是如此。江疏雨让包围着自己，帮他抵挡刚才爆炸余波的亡灵傀儡散开，上前走了几步。你的修炼之道为何如此诡异？你究竟是什么人？听到黑色浓雾依然还能说话，江疏雨心中莫名的烦躁不堪，蹙起了眉头。啊！他又丢了一团魂火出去，终于魔头的惨叫声越发虚弱起来。本魔饶不了你，人族！本魔要杀了你！被折磨的魔头终于忍不住反击了，将所有魔化妖兽都换来攻击江疏雨。什么摧毁人族苗圃的计划，什么让人族大考受挫，他通通都不在乎了。现在他只想让眼前的少年死。魔头很清楚，此子现在都如此恐怖，能够伤得了他的一抹意识，那今后成长起来将会是魔窟最强劲的敌人之一。而且这个时间不会长，只会更短。玄武城，怎么？方才跟着魔窟魔头追来的3人之一，便是试炼塔结界情况的负责人李靖。蓝晨星在一旁修复结界，听到李靖有上文没下文的话，他突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可是那群娃娃出了事？哦，那倒没有，就是结界内的抵抗力量似乎弱了许多。这还没有？快感应一下那些娃娃们还活着没？哦，李靖连忙点头回应，闭上眼睛和试炼塔沟通。片刻，他舒出一口气，看向南晨星。那群年轻修士们都还活着，生命力强盛，倒是那魔头的状况不大好，受了不小的伤。南晨星一时没控制住自己的表情，眼睛睁得像铜铃一样。我没听错吧？还是你讲错了？虽然只是一抹意识，
但是想要受伤也并非谁都能做到的。另一位大能开口，李靖点点头，我知道我所说的有些匪夷所思，可是事实就是这样，我也不相信那些最多才 LV20的小修士们可以对付得了他。三人想不出所以然来，只能加快了帮助南辰星修补结界的动作。试炼塔内，妖兽们疯狂无比，不管不顾地冲向江疏雨。就算徐婉、江策等人丢出技能拉仇恨，也被无视了。他们气喘吁吁地追着妖兽们跑，不断丢出技能，想要拦截妖兽们的脚步，可妖兽们一个眼神也不带给他们的。我说，这些妖兽是歧视我们的伤害吗？徐婉用手扶着膝盖，有些无语地看着前方的妖兽们。安慧和江策也受不了了，是啊，这个魔头怎么这么恨？哦，不对，恨也应该，谁让他强啊？就算我们想帮忙，也帮不上啊，累死了。此时，他们身后还有别的妖兽直接穿过了几人中间。另一个郡的天骄恨铁不成钢，把剑杵在地上，一只手指着跑到他们眼前的巨熊和劲妖，看看，真不尊重人。我们不能打吗？算了，再加把劲，在外围继续攻击这些妖兽。对，这样子不就更好了？妖兽们直接不理我们，只有挨打的份。一群年轻修士一拍即合，在外围帮助江疏雨缓解压力。毕竟爆炸余波都只是在最中央的位置发生的，就算他们力量薄弱，不如江疏雨的召唤生灵，但要眼睁睁看着江疏雨被围攻，这群不愿意后退的，还有看到活下去希望的修士都做不到。枯骨烂渣技能在这个时候好用极了，江疏雨用得越发得心应手起来。一个非常小的蓝色面板在江疏雨身旁弹跳出来，给了个提示，竟然升级了呀！枯骨烂渣终于升到了 LV2，而攻击范围和伤害效果都翻了2倍，再加上天赋加成，那就是20倍，半径40米，伤害3倍。常用果然能增加升级速度，看来熟练度已经到点了。他手掌一翻，成串的枯骨烂渣在这片空间之中响彻。在施展 LV2 的枯骨烂渣的同时，江疏雨也不忘把同期考核的修士们全部保护好。2个一组，将那些外围来帮忙的修士分别环绕起来。他是个懂得感恩的人，能当场报恩的，绝对不延后。徐婉这个娇娇女长大后还是第一次被抱住，虽然亡灵傀儡散发着阴森的气息，但这段日子相处起来，此刻被保护的她竟然觉得安全感满满。可惜她说感谢亡灵傀儡也听不懂。哎，要是你们再可爱一点就好了，那样我还能让江疏雨借你们陪我玩。安慧、江策还有其他各郡的小修士也都被保护了，一种战友之情油然而生。轰轰，在这一片轰隆声中，光柱从天而降，预示着江疏雨的升级与魔头的失败。可恶，人族的小娃娃竟然拿本魔的魔兽练手，我不会原谅你的。战斗双方的另一方却只为江疏雨感到高兴，甚至成功被圈为迷弟迷妹。太好了，江疏雨升级局势就更加稳定了。要不是他，估计我们都得凉凉。这下子我们活下去的几率更大了。我们打不过魔化妖兽，人家直接当历练，还能说什么呢？6，魔头的身影依旧在扭曲，丝毫没有溃散的迹象。要是把这魔窟魔头给弄死，能不能得到经验值？江疏雨这样想着，对魔头只是一抹一时的事情毫不知情。好几个巨熊的尸骸被扔了过去，然而这次魔头却一点都不害怕。哎呀呀，真是不留情的江疏雨，你给本魔等着，等你来魔窟了，本魔一定要好好招待你。魔头发出狠厉的宣告，然后湮灭在了这片轰炸声之中。此时江疏雨才意识到，魔头并不是真的进入试炼塔。也对，如果魔头进了试炼塔，恐怕不止星尊，还有其他大能也会出现在这里才对。放心吧，我会去魔窟把你揪出来蹂躏的。他这样想着，整个试炼塔已经再次被清空了。江疏雨，你怎么样了？徐婉跑上前来关切了一句。没事，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江疏雨摊开手给他看。徐婉这才松了一口气，刚才我们都快被吓死了，还有其他道友都想来帮你。江疏雨环顾一周，淡然开口，谢谢。其他人没想到自己都没帮上什么忙，还获得了一句感谢，当即不好意思的挠挠头。不用客气，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你救了我们，应该是我们说谢谢才对，谢谢你江兄。是啊，我还以为我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谢谢。江疏雨这边一团和气热闹，何月东那边一群胆小后怕的修士气氛尴尬阴沉。咱们要不要上去道谢啊？毕竟人家也算救了我们。何月东冷哼一声，人家那是救你吗？如果他不出手，他也得死。你看他还升级了，好处大着呢。有人将他的话听了进去，打消了上前道谢的念头，但也有人冷哼一声，心术不正，随后迈着步子向江疏雨那一方走去，前去道谢。试炼塔本体，魔头的意识不见了。李靖喃喃开口，什么？蓝晨星没有听清他说的话，魔头的意识应该被抹除了。是谁有这个能耐？里面的娃娃们团结起来这么厉害的吗？蓝晨星沉默了，他已经许久没有听过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了。先把后辈们都送出去，待会儿咱们再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李靖也觉得没有别的办法了，点头道，好。后辈们，魔头已经消失了，古战场恢复正常，稍后你们将会被传送回自己所在的郡，考核结果稍后就出来。星尊的话语响起，所有人的心下皆一松。传送光柱出现，年轻修士们全部被传送回了自己参加考核时排队的草地上。大考结束，请修士们在原地休息，等待最终成绩。深沉苍老的声音说完话后，就此沉寂下去。所有修士都没有离开，等待最终成绩，还有考官们的评分。如果贡献值不理想，但考官们的评分是90到100，那么也能得到一些实力强大的圣地的青睐。当然了，
进入古战场的修士要等待的是玄武城的评分，其他修士等待的才是郡考官的评分。玄武城，原来是这个名为江疏雨的孩子，表现真的不错。是啊，多亏了他，这次才能顺利修补结界。鬼修这个天赋按道理应该是魔窟中的人容易觉醒的修炼之道才对，但是他却能够用在正道上。此子我听说过，在事发之前也在关注他，而且他应该已经觉醒了天赋，无论天赋还是技能都很强大，有勇有谋，还在击杀魔化妖兽的时候保护其他修士，是个大义之人。此子可好好培养。蓝晨星做出了如此总结。闻言，玄武城最顶尖的几位强者都默认了。至于南晨星要用什么方法，他们必定给予支持，帮助江疏雨成长。毕竟人族的未来都在这些年轻修士身上，如此横空出世的一个人族天骄，他们必定倾尽全力好好栽培。就他一个人便将试炼塔的难题解决了，还保护了其他年轻天骄。如果连这样的天骄他们都不培养，那他们岂不是老眼昏花了？那些退缩的孩子，这还用考虑？要是上了战场，这样的人顶什么用？何必进入圣地浪费玄武大陆的资源？几位至尊强者都沉默了一瞬，最终一致做出了决定。从头到尾一直没有上前过的，评分全为0。在江疏雨扭转战局之后，愿意上前帮忙的给60或者70上下，反正能够及格去不了最好的圣地而已。从头到尾都不曾退缩，甚至上前帮助江疏雨的基本都在80分到95分，这样既公平又针对了不同类型的修士。反正退缩过的是不能享受到玄武大陆最优质的资源的。人族需要的是不畏死、不束手束脚、敢与魔窟争锋的修士。今年有这样的评分标准，不只因为魔头的那个意外，还因为江疏雨的表现实在太过抢眼。若是以往，只要根据年轻修士解决妖兽的速度，还有他们的技能熟练度，以及在战斗之中的反应等等，就可以各自评分了。如今明明这一批修士都是各郡之中的天骄，但偏偏出了江疏雨这么一颗闪耀的骄阳，其他修士转眼间变得黯然失色起来，没有什么亮点可言。但那一半从头到尾不曾退缩，还帮着江疏雨对付外围妖兽的修士，倒也心性不错。而何月东那一群酸葡萄，不仅懦弱不堪，不会反思自己，还生了别的心思。这样心术不正的人接受圣地的培养，简直就是浪费资源。就算再怎么年轻，没有经历过修真界的锤炼，但这样的人最后都本性难移，索性还是放弃吧。最终，玄武城那边的城池公布了对各郡顶尖天才的评分，由各郡分别发布下去。总考核排名如下：第一名江疏雨，贡献值56450，评分100；第二名徐婉，贡献值8565，评分95；第三名江策，贡献值6910，评分95；第四名安慧，贡献值6832，评分95；第五名何月东，贡献值6335，评分10。本来玄武城的几个强者都一致认为何月东此人太过差劲，不如直接给0分。但有人却说了一句，反正给多少咱们都会让他不合格，也没什么圣地愿意要，不如意思意思给点分得了，毕竟他跟江疏雨一个郡。众人觉得有理，还是给他留点面子得了。但何月东看到这个评分，瞬间不敢置信地大吼起来，不可能，为什么我是10分？凭什么？你们太不公平了，凭什么江疏雨是100，而我只有这么一点？本来他不说这话，最顶尖的圣地不要他，还有实力稍微差一点的愿意接纳。但是传送光柱一闪，何月东质疑玄武城核心考官的评分，剔除考核资格。这样一来，他连进圣地的机会都没有了。真是暴殄天物。我要有那个贡献值，就算评分是10也愿意啊。不明所以的年轻修士不明白试炼塔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为他惋惜。江疏雨为今年大考术修类香菜郡首席，恭喜！望你今后继续努力，修行意图可不要懈怠。很快，现场的氛围全部都聚集到第一名的身上了。江疏雨果真可怕，还真的成了郡首席，这贡献值将近第二名的7倍啊，像做梦一样。没想到我有一天会见证这样辉煌的历史。宁哲此时也有些飘飘然了。第一和第二啊，这还是他当玄羽宗宗主以后头一回。恭喜宁宗主啊，竟然包了魁首和亚青，你们玄羽宗辉煌之日不远了。想必这么一来，香菜郡近今年会有不少人涌入玄羽宗。恭喜恭喜！此时他耳边都是其他宗主的贺喜声，由不得他飘不上云端。此时其他宗主连嫉妒都升不起来一点。若说徐婉的贡献值让他们觉得还可以超越，但是江疏雨还是这群宗主旁观大考以来破万之后还有这么多贡献值的第一人。也不知道宁哲付出了多少心血才培养出这样的弟子，如今就要进玄武圣地了，可惜啊！江疏雨，你果然成了郡首席，恭喜！徐婉笑眯眯地看着他，甚至有些自豪。他果然没有看错江疏雨，这可是他的同门。谢谢，你也不错。江疏雨客气了一句，虽然这姑娘已经没有那般好胜了，但还是得稳着点。女人心海底针，就怕某一天爆发。随后其他的修士贡献值排名也出来了，孙洋洋在第52名，这下是真的100%确定可以进香菜圣地了。得了成绩后，他也冲了过来，老大，恭喜你啊，因为你我赚大发了呢。此言一出，江疏雨挑眉，古怪地看着孙洋洋，赚大发了？什么赚大发了？老大，你没有预检，不知道预检的好处。听到孙洋洋压了2010在江疏雨身上，现在翻了20倍，徐婉也睁大了眼睛，骇然地捂住嘴巴。然后他的手心里点出了一个火球，傻大个，这么好的事情怎么不叫我？咱们的同门情谊你都忘了吗？孙洋洋抿唇，呼吸一滞，
不是吧，许大小姐，您扪心自问，您缺零食吗？而且你看看你手里的火球，您好意思跟我说同门情谊？好啊，孙壮壮，你竟然这么说，看招！孙阳阳捂着屁股跑了，徐婉追了上去，看得江疏雨忍不住捏拳掩住嘴巴，笑了起来。可还未公布完，突然苍老的声音响起，整片喧闹的休息区域都安静下来。方才大陆中心城池玄武城传来消息，今年束修大考的大陆首席是江疏雨。哇，江疏雨，江疏雨，大陆首席江疏雨，偶像！许多湘菜郡的年轻修士与有荣焉，大声呼喊着江疏雨的名字。他们跟大陆首席是同一批考核的。江疏雨面色从容，孙阳阳和徐婉也跑了回来，疑惑地看着江疏雨。老大，你咋还没刚才高兴呢？江疏雨两边的唇角勾起，高兴怎么不高兴？只是在意料之中罢了。毕竟刚才在试炼塔中的经验全都被他吃了，别人都没有机会，大陆首席除了是他，还能是谁？本来中年矍铄的宁哲猛地捂住了自己的小心脏，一旁的人眼疾手快，赶紧扶住了他。老宁，冷静，别被吓傻了。更有甚者，当即给他喂了一颗回春丹。老宁，你好点没？宁哲提到嗓子眼的一口气终于呼了出来。呼，我这是不是在做梦？疏雨那孩子竟然成了大陆首席。其他的宗主笑呵呵的，当然是真的，你们玄羽宗的江疏雨成了大陆首席。是啊，老宁，咱们湘菜郡这回可都光荣了。16郡里，咱们的湘菜郡已经许多年没有出过这样的天骄人物了，咱们也都沾了你们宗江疏雨的光呢。安慧和江策一起走到了江疏雨面前，齐齐抱拳，恭喜江兄成为大陆首席。同时补充了一句，还要多谢你救了我们，毕竟那么多将军级妖兽，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对付，要不是你，我们现在至少都得是重伤。不用客气，你们都已经到过，谢了不是吗？江疏雨也回了一礼。安慧和江策见此人毫不狂傲，都相视一笑。此人大义。江策笑道：江兄，不出所料的话，你应该也要去玄武圣地的吧？江疏雨淡淡点头，然后用眼神询问他的寓意。啊，那样就好，到时候到玄武圣地，我请你吃饭，你们都来。徐婉和安慧齐齐应声。好。江疏雨也不客气。好，谢谢江兄。回各自城池的传送阵已经预备完毕，请各位考生回到各自城池的传送阵，明日宗门会引导你们进入圣地。几人告别后，都各自回了城池。是夜，江疏雨正在入定。叩叩，疏雨，你在吗？是宁宗主的声音。宗主稍等。江疏雨从入定中醒来，将刚刚新召唤出来的8个亡灵傀儡收了起来，起身开门行了个弟子礼。宗主，您怎么大晚上过来了？怎么不好好休息？兴奋，睡不着。宁哲乐呵呵地看着江疏雨，然后侧身一让，一个人影出现在门口。江疏雨见此人身着黑袍，大晚上由宁宗主带来，应当是信得过的人，还不待他继续思索下去，那人便动作了。威压！江疏雨立马后退一步，唤出了4个亡灵傀儡挡在自己身前，挡住这股强劲的威压。一旁的宁哲也不明所以的看着二人较劲，这什么情况？哼，不错。气氛僵持了好几秒后，黑袍人轻笑一声。听到这声音，江疏雨松了一口气，立马收起了亡灵傀儡。他抱拳弯腰，行了一礼。晚辈江疏雨见过新尊前辈。哦，你认识我？南辰星将面容显露出来，眉毛轻挑，疑惑地看着他，顺手收了威压。江疏雨掩去自己心底的激动，抬头回道：晚辈不认识您，但听过您的声音。那声音宛若清风霁月，江疏雨算半个声控，对这个声音自然过耳不忘，尤其还是新尊那般人物的声音。本以为在塔里听见对方声音已经是离新尊最近的一次了，没想到疏雨发什么呆呢？还不快请新尊进去。宁宗主搞明白了南辰星的意图，顿时松了一口气，出声提醒：哦，是疏雨的不是，新尊前辈请进，宗主请进。与此同时，宁宗主还替江疏雨解释了一句：不好意思新尊，这孩子不怎么和人打交道，不太会来事。无妨。南辰星点点头，跟着江疏雨走进家门。其实宗门有弟子洞府，但是这是江疏雨、江疏离姐弟俩和奶奶生活过的地方，所以宁哲便帮姐弟俩把这个小破房子搬到了宗门内。因此比之隔壁的弟子洞府，堪称家徒四壁。宁哲也看出了南辰星眼中的疑惑，因此解说了一番。哦，所以你的姐姐江疏离？南辰星看着江疏雨，想要看对方的反应。江疏雨正在给2位客人端水，家中没有什么茶，只有这点井水，还算甘甜清冽，还请2位不要介意。晚辈的姐姐江疏离去年进入了玄武圣地，所以晚辈今年必定要去玄武圣地的。南辰星看出了他眼中的思念，突然庆幸江疏雨这般天才的姐姐也去了玄武圣地，不然他这次招揽恐怕要铩羽而归。看这个小破房子，也能知道2个孩子都是没有世家资源，自己走到玄武圣地那一步的，那江疏离也算心性坚毅之辈了。南辰星暗自留意了下江疏离的姓名，打算回去好好了解一番。早知道来之前调查一下的。既然你的目标就是进入玄武圣地，那么正好，我此次前来只为2件事：第一是给你大陆首席的奖励，第二是带你前往玄武圣地参加后日的一个秘境试炼，当然需要你的同意才行。这个试炼是给玄武圣地的内门弟子准备的，具体情况你可以到圣地后了解。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也可以拒绝。我的个人建议是去。江疏雨沉思起来，既然这个试炼是针对圣地的内门弟子的，那他现在岂不是算提前进入？况且以他对玄武圣地的了解，他猜测选择了风之后才算做内门弟子，那他是以什么身份进去的呢？
试炼后日就开始，为什么不能说呢？而且星尊为什么建议他去？星尊对此究竟抱有什么目的？江疏雨感觉自己的大脑 CPU 快要运转过线了。你很谨慎，这点很好，继续保持，对于一切事物都要保持质疑和谨慎的态度。你确实没有参与秘境试炼的资格，是我个人给你弄来的名额，因为我觉得这次试炼对你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是具体的考核内容确实不能提前告知。宁哲在一旁睁大了眼睛，这种开后门的事情是他听得的。江疏雨也明白了星尊的好意，看来自己的表现对方看在了眼里，让对方有了惜才之心。好，我去。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星尊突然觉得不枉费自己一番苦心，笑道：好，那就先给你奖励。只见星尊手一挥，桌子上便出现了一张卡片和一个卷轴，卡片内是你此次考核获得的贡献值，还有10万贡献值奖励，总共15万多。这是初级功法卷轴，还有一次进入玄武塔的机会，具体的玄武塔信息你可以在玉简上看。对了，玉简可以用贡献值在玄武圣地的交易市场兑换。刚才他让宁哲用玉简联系江疏雨的时候，就知道江疏雨没有玉简这个东西。现在贡献值这么多，这孩子也不用那么窘迫了。对了，进入玄武塔之前，你一定要好好准备一番，因为进入玄武塔的机会非常难得，可不能浪费了。南辰星已经感觉自己很久没有这么婆婆妈妈过了。介绍完这些奖励之后，星尊便沉默了。江疏雨感觉他还有事情，于是主动开口，敢问星尊前辈，可还有要事未处理？也不算要事，你姐在放出召唤生物，给我看看可好？别说看看了，星尊说要拿去玩都没问题。不知道江疏雨是自己迷弟的南辰星，眼底都是期待和好奇的看着他。江疏雨二话不说，召唤了一个亡灵傀儡出来，这次没有穿着黑袍，完全展露在南辰星和宁哲的面前。咦？南辰星看了一眼，便知道了亡灵傀儡的属性，数值都才660而已，而且你在考核的时候，他们的数值应该还不到660，你是怎么做到灭杀那么多魔化妖兽的？江疏雨这才知道，原来他的天赋是别人看不到的。正在他纠结要不要坦白的时候，南辰星便喃喃自语道：莫不是你已经觉醒了天赋？哦，原来星尊知道天赋，那就放心了。他点头，看着南辰星，是的，星尊前辈，我觉醒的天赋就是技能效果成倍增长。哦，所以你的亡灵傀儡的真实数值远在660之上。南辰星恍然大悟，这下轮到宁哲惊讶了，他激动地站起身来，疏雨，你真的觉醒了天赋？是的。太好了，既然你那么早就觉醒了天赋，以后再叠加一个天赋就更强了。宁哲高兴无比，欣慰地拍拍江疏雨的背。南辰星并没有江疏雨想象中的惊讶，反而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笑话，江疏雨在古战场里的表现那么明显，实力那么强横，用脚趾头也能猜到他觉醒了天赋。南辰星没有再废话，站起身来，那我们现在就启程吧。你可有要收拾的东西？江疏雨环顾四周后，将家里的画轴收进虚空收纳域，便看向了星尊，没有了。好，宁宗主，那我先带江疏雨去玄武圣地了。哎，好好，星尊您慢走，疏雨在那边好好照顾自己。好的，宗主。南辰星手一挥，一个深邃可见浩瀚星空1人高的漩涡出现在三人眼前。走吧。南辰星当先走了进去。江疏雨临别前看了宁哲一眼，抱拳行礼，多谢宗主这1年来的照顾，疏雨没齿难忘。宁哲突然鼻尖一酸，这个孤僻不会与人打交道的孩子是个好孩子。好，好。这种离别的场景，二人都有些受不了。宁哲别过脸去，不再看江疏雨，而江疏雨也跟着南辰星的脚步走了进去，消失在这片空间。寂静的宗门住宿区，此刻只有星子闪烁，还有温柔的风揽过草地。宁哲默默地抬手揉了下酸涩的鼻尖，走出房门锁好，抬手一挥，整个屋子被笼上了一层迷蒙的结界。宁哲把江疏离和江疏雨当作自己的孩子照顾了2年，也有了感情。此刻他如同一位孤寂的老父亲，站在山崖边上，负手看着玄武城的方向。也许是玄宇城跟玄武城的距离太远，所以江疏雨感觉自己在传送阵中度秒如年，有些头晕目眩。到了，星尊淡然的声音响起，江疏雨摇摇脑袋，睁开眼睛吹了一阵凉风，这才缓过来。以后经常传送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江疏雨觉得星尊的这句话有些调笑的意味。当然，他看不见身前男子勾起的唇角。天知道刚才江疏雨在传送阵中看到了什么，许多妖兽和城池从他眼前一闪而过。他敢肯定，要是这传送阵放慢个1000倍，那他肯定算作在整个玄武旅游一圈了。是，星尊前辈。他抱拳行礼道：这个孩子哪里都好，就是太正经了。南辰星在心里如此评价。玄武圣地，在圣地之中还有不少人活跃着。进入圣地的拦路山上，灯笼整齐明亮，但山上传来的动静比玄武城还要热闹好几分。山门口恢宏伟岸的石柱和白玉制成的门拱碗若月寒宫门。突然，江疏雨感觉到了一抹危险，瞬间警惕起来。别担心，只是圣地的防御机制罢了。南辰星拍了下他的肩膀，那种危机感瞬间消退下去。南辰星带着江疏雨走上前去，在穿过拱门之时，江疏雨感觉到有一道视线落在了自己的身上，但很快就转移开了。在路上，南辰星给他解说起来，无论遇到什么危险，只要踏入圣地之门，你就会安全无比。哪怕是大陆上的顶尖强者，想要强闯，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如果验证身份之后没有问题，就可以顺利进入。二人爬过了长长的阶梯之后，大约100步，江疏雨便感觉到自己闯入了一道结界之中。刚才我们爬过的梯子有个别名，叫做百步梯。在大考出现之前，圣地招收弟子的方式，便是通过在百步梯上增加威压来考核的。
若能走过50步，便可以给第2次机会；若2次都不能登完100步梯，就得等第2年了。江疏宇没有想到玄武圣地竟然还有这段历史，听起来古老无比，但又有意思的很。穿过结界之后，江疏宇总听到一阵一阵的喧闹声。星尊前辈，请问这喧闹声是？这是交易市场的声音，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总之你也可以去看看，也许能淘到什么好东西。南辰星差点把自己年轻时候的乐趣给说了出来，看来他对这个孩子放松的警惕心太多了，得收一点。江疏宇了然的点点头，两人又走了一段路程。他抬起手来触摸空气之中的波动，这些波动在空气中偶尔有交叉，偶尔又抵消开来，但对人造不成什么伤害。这是你的师兄师姐们在练习技能。练习技能？我明白了，多使用提升熟练度，可以升级是吗？没错，看来你小子做的功课挺足的嘛。但江疏宇一直有一个疑问，虽然提升熟练度就能升级，他知道了，但是星尊前辈，晚辈可否请教一个问题？你说，只要提升技能熟练度，多练习就可以了吗？语音输入难免有错，再仔细也难免有漏网之鱼，希望不会影响大家的阅读哦。南辰星摸了一下下巴，这可难到他了。关于这方面，他可以说好多呢。难不成现在要提前给江疏宇开小灶？不一定，这也是有概率的，而且还得看技能是什么类型的。具体的说来话长，等过段时间长老授课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不急。以江疏宇的实力，要通过秘境试炼轻而易举，现在开小灶也学不了多少，他选择了放弃。当然，江疏宇要的就是前一句话，有这么一个答案对他来说就够用了，其他的当然是实践出真知了。两人默默走了一大长串的路，都没有再说话了，倒是一路上都遇到了不少弟子，都在给南辰星行礼。江疏宇见星尊一直颔首，不由得替他脖子酸，但他也没忘记一直微微抬手，感受着空气之中的波动。玄武圣地的弟子们都好刻苦啊，那姐姐在这里待得怎么样？生活的可好？如果是他想要练习技能的话，他实在找不到练习对象。玄武圣地住宿区，这里就是弟子们居住的地方了。你先在这里安顿下来，会有人找你的。对了，去交易市场的时候，如果有人要强买强卖，你是可以拒绝的，打不过对方的时候就举报到执法堂，执法堂会为你做主的。江疏宇没有想到星尊最后强调的事情竟然会是这个，看来这个交易市场的分量非常足啊。是，弟子明白了。南辰星挑眉，没想到这孩子已经带入角色了。一个人影从不远处跑了过来，见过星尊。那人抱拳弯腰，眼底的热切连江疏宇都能感受得到。许多人对星尊的尊敬不仅仅来源于他崇高的地位，更来源于他的实力和个人魅力。南辰星负手而立，微微点头，我就把他交给你了。是，星尊，弟子必定不负所托。南辰星转身看向江疏宇，今夜好好安顿下，明日就有人来找你。好，多谢星尊。南辰星是什么人物？站在大陆顶端的人，今日跑一趟，又是给他送奖励，又是带他安顿，当了一路导游的，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殊荣。江疏宇心中感谢，但又说不出其他的漂亮话，只能在试炼的时候好好表现了。南辰星深深看了他一眼，拍了下他的肩膀，转身离去。这孩子情商太低了，以后得多加锻炼啊。不过这样看来也没什么不好，挺稳重的。他的心中如此浮想联翩，走远了。一旁的那位弟子看着面瘫的江疏宇，额角冒汗，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傻小子，竟然只简简单单说这么一句话就完了。不过这是星尊亲自带来的人，他得好好完成星尊的嘱托。那位弟子礼貌的抱拳打招呼，你就是江疏宇对吗？江疏宇回了一礼，点头道，是的，师兄，有劳了。那位师兄挠挠头，咧开嘴一笑，不用客气，你是星尊亲自带来的人，世所罕见呐。我现在就来给你讲解一下。咱们玄武圣地的住宿区非常宽，分为好几个区域，有单人区、双人区、4人区，当然了，还有独栋小院，不过独栋小院很贵，每个月就要上万贡献值。单人区每个月需要2000贡献值，双人每月1000，4人的为50。零最适合新生，因为最划算。如果你要用零食支付的话，就得在贡献值的基础上翻100倍，但是贡献值不好的不能用零食换，贡献值却可以换零食。江疏宇现在身上不过1000枚多一点的零食，还是之前在郊外打妖兽获得的，但是贡献值却有10几万。百里奚说的果然没错，贡献值比零食好用多了。徐然师兄，我想住单人区，请问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徐然傻了眼，自从他当了住宿区掌事弟子后，也不是没有见过这么豪横的人，但他刚才才跟江疏宇说了贡献值有多么珍贵啊。师弟，你可要考虑清楚了，单人区很贵的。虽然你刚大考完，身上的贡献值不少，但是贡献值真的不好赚，我累死累活好几年，也才攒下来将近2万而已。师兄不必多说，我已经决定了。江疏宇淡淡笑道，他不太会和人打交道，也没有多少零食，显然单人区最适合他。好吧，只是我还得提醒你一句，以后需要贡献值的地方非常多。好的，师兄。徐然直接领着他朝一座山峰走去，只见他拿出玉牌，在结界上扫了一下，二人便畅通无阻的上了山。原来玉牌还有开结界的作用，和前世的学生卡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人走到了半山腰，徐然停了下来，师弟，这半山腰的风景最是宜人，你觉得可好？江疏宇沉默了一瞬，开口道，多谢徐然师兄美意，我在山峰上的僻静之处住就好了。徐然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不追求美景，而是追求僻静的，虽然奇怪，但也没有多问。行吧，那继续跟我来。他摇摇头，带着江疏宇继续爬山。这些洞府都无人居住，你选一个吧。江疏宇随手选了一个，徐然领着他走上前去，用自己的玉牌扫了一下，
结界凸显。把你的身份牌给我。江疏雨挑眉，是那个玉牌吗？对，没错，果然是学生卡，用玉针奢侈。江疏雨如此付费。徐然接过江疏雨的身份牌后，有些疑惑：你还没有注入灵犀吗？江疏雨眨眨眼，不明所以。他在玄宇宗的同质身份牌都不用注入灵犀，实在不懂，直接用精神力探入就可以。江疏雨了然的点头，将精神力探入玉牌。果然，下一瞬他冥冥之中感觉到了自己和身份牌之间的联系。徐然教会了师弟怎么使用身份牌，忽然觉得很有成就感，满意的点点头。他接过江疏雨的身份牌，在结界上一扫，嗡，结界震动了一下，玉牌上亮起一串蓝色的数字，156450，字影一晃而过，变成了155450。咕噜，徐然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贡献值，江疏雨今日给他带来了不少第一次，让他一生难忘。江疏雨看着徐然一脸好奇，眼巴巴地看着他，最终无奈开口：这是大考给的奖励。原来如此，看来你这次考核结果很厉害啊，羡慕。徐然望洋兴叹，此处以后就是你的洞府了，没有你的允许，任何人都进不来。今夜好好休息，有事情随时联系我。对了，你的玉简呢？咱们留个灵犀吧。徐然师兄，我没有玉简。江疏雨有些尴尬，这里到处都需要吗？当然了，做任务的时候比较方便，而且长老有什么课也能在玉简上查到。那你有空就去弄个玉简吧。徐然不理解有这么多贡献值的人为何没有玉简，但还是详细解释了一番。眼看着星辰越深，徐然才姗姗告辞。江疏雨揉揉耳朵，消化了一下刚刚听到的那一大堆消息，突然想起来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问。师兄，请问你可知道江疏离？徐然仰头思索了一番，摇头道：我的印象里没有此人，或许你可以到外食堂问一下。江疏雨正愣了一瞬，立马反应过来，压下心中的疑虑。多谢师兄。行，既然没事了，那我就告辞了。师兄慢走。送走徐然后，江疏雨环顾了一下院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至少最必须的生活用品都已经有了。翌日，一阵结界波动传来，江疏雨从入定中清醒过来，开了院门，见到了他完全没想到的人——百里奚。百里奚笑嘻嘻的背着手看他，一只手在他眼前晃动着。怎么傻了？这才多久不见？江疏雨从思索虚空收纳玉有几个土豆中回过神来，也没多久，只是没想到。走，咱们去食堂，吃完早饭，我再带你熟悉熟悉一下咱们圣地——单人区山脉食堂。这一片单人区的食堂在几座山峰中央，距离每个山峰都很近。百里奚这个吃货将许多餐点一扫而过，揽入餐盘之中。江疏雨取了要吃的东西之后，便拦住了百里奚，扫玉牌。百里奚吐吐舌头，退到一边，任由他请客。贡献值5。百里奚睁大了眼睛，一脸不敢相信：你竟然用贡献值？我没有零食，只有贡献值。你不早说，姐姐的零食多着呢，贡献值可难赚了。那用零食的绝不用贡献值才对啊！百里奚用手按住了心脏，一脸痛心。但江疏雨思索一番，如果这样大吃大喝，一顿5贡献值的话，他的15万应该够吃1年了。更何况之后他还会赚回来的。他轻笑起来，小事情。百里奚着了急，苦口婆心的劝解起来：这可不是小事情，贡献值特别难得。你现在要是用光了，以后有的你后悔的。江疏雨一边听一边笑着不住颔首。等他有空了，就去商会把身上的东西都卖了，换点身外之物。你这是什么？好好看啊！江疏雨手中出现了一块球形红玉，温润无比。尽管在他的手中，百里奚也能感觉到其中的暖流，但他没有使用探测术，直到江疏雨塞到他手上。送给你的。感受着指尖的温度，百里奚有些激动。这竟然是贪婪妖王兽核！百里奚欢喜地捧着这块红玉，翻来覆去的透过太阳光看，欣赏着。小江木头，你是不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啊？江疏雨迷茫地看着他，不是30万吗？虽然他不觉得只有30万，毕竟青松派这样不惜脸皮得罪那么多人都要弄到这个东西，应该价值很高，但送给百里奚，他心甘情愿。看他不明所以的模样，百里奚摇头叹息，这东西可是价值1000万呢。哦，江疏雨没有意外，能被称为 LV50以下的最强装备贪婪妖王之界的核心兽核，有这个价还算正常。百里奚送自己上千万的功法卷轴都没眨眼，他当然不会吝啬。而且看百里奚喜欢这枚红玉的样子，他就开心了。只见百里奚抿唇，将兽核收了起来，一边笑眯眯的道谢，一边取出一个东西来。本来还想到地方给你的，既然你先送我礼物，我也……其实这不是礼物，是星尊他老人家送你的终极功法卷轴，但是他昨日忘了。江疏雨挑眉，星尊还有这样的一面？他接过卷轴后，替我多谢星尊。百里奚拍拍他的肩膀，小江师弟，以后和星尊打交道的时候多着呢，到时候你亲自道谢。好。二人吃过早饭后，百里奚带着他在玄武圣地逛了一圈，比昨夜星尊讲解的详细许多。交易市场很大，分为2个区域，这边的区域是玄武交易集市，那边是玄武商会。交易集市是咱们玄武圣地独有的，在里面交易都需要用贡献值，玄武商会就跟外面的一样。还有这个藏书阁，里面的典籍十分丰富，但借阅一些珍贵典籍时需要贡献值。看着百里奚活泼的模样，江疏雨在脑海里默默给他披了一个导游帽子，还有一个小红旗，加上一个小蜜蜂。果然适合。你说什么？百里奚回过头来，眼底都是疑惑。啊，没说什么。百里奚乖巧的哦了一声，指着前方道：这里就是外食堂了，你先去里面登记一下就行，其他的东西星尊已经帮你处理好了。江疏雨在他的指引下登记完毕后，
便向前台弟子查询：“师姐，请问可否帮我查个人？她叫江疏离，是我的姐姐。”姐姐，这个当然没问题。稍等，待师姐在玉牌上检索，找到一份竹简之后，递给了江疏雨。给，你看吧。但是关于江疏离的记载不多，也许她现在已经进了哪个峰也说不定。江疏雨打开竹简，呼吸一致，上面只写了去年江疏离进入玄武圣地之后的都是空白。百里奚在一旁安慰道：“应该是你姐姐忘记来更新资料了吧？或许她现在确实已经选了峰，或者……”百里奚使了个眼色，让江疏雨跟自己离开。江疏雨交还了竹简，亦步亦趋的跟上了百里奚。小江，或许你姐姐接了什么特殊任务，所以需要保密。不过前一种可能性比较大，你有大把的时间在各峰找找，只要不是出事就好。江疏雨稍稍安心了点，但是他还是想尽快找到姐姐。修真界的危险谁也说不准，连他都能毁尸灭迹，更何况还有其他的大能呢？几个月前姐姐才联系过自己，但也只有那一次，之后便杳无音讯了。哎呀，别担心了，如果你姐姐真的有危险的话，肯定有时间联系到你的，我也会帮你找找。有道理，谢谢你。客气了，小意思。两人大约逛了2-3个小时，江疏雨才得以窥见玄武圣地的一小部分地方，其他的地方只能来日方长再慢慢探索，又或许一直都不能得以窥见那些地方的真实面貌。比如现在百里奚带自己来的藏阳峰，如果不是百里奚领路，他连结界都进不了。百里，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呀？是呀，师姐。百里奚蹦蹦跳跳地跑到一位看起来清冷温婉的女子身旁，亲昵地挽过她的胳膊。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年的大陆首席江疏雨。江疏雨，这位是南宫寒雪。南宫师姐，我们此次任务的领队，快来拜见。江疏雨上前2步，抱拳行礼，见过南宫师姐。南宫寒雪当即回礼，江师弟。而后他打量了一下江疏雨，夸赞道：“不错，果然少年英才，百里可是夸过你许多遍了，没想到你真的如他所料，拿到了大陆首席。LV21鬼修亡灵师，唯一隐藏江疏雨。LV28草木灵修，罕见南宫寒雪。”二人互相探测，交换了信息。江疏雨还是第一次见到灵修，心底有些惊讶。南宫寒雪同他一样，面上不显分毫，但在场还有几个人探测到江疏雨的讯息后，脸色却变了又变。一个男子最先坐不住了，他暴躁地开口：“什么鬼？才 LV21就要跟我们一起去试炼？咱们又不是去儿戏的。”他周身萦绕着几个法球，五光十色，攻击力十足。苍梧，你不会说话就闭上嘴，连尊重人都不会吗？江疏雨可是大陆首席。吃！苍梧好像听到了什么笑话般嗤笑起来。大陆首席？大陆首席算个屁！咱们又不是没有见过以前的那些大陆首席，哪个不是像小鸡仔一样？其他人虽然没有说话，但显然在这方面都达成了共识。他看向江疏雨，鼻子恨不得要仰到天上去了。你就是江疏雨是吧？老子丑话说在前头，别以为你靠着星尊进来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咱们藏阳峰的先遣队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没有实力就好好夹起尾巴做人，少说话，不许发表任何意见，听我们的指挥，明白了吗？不然老子就把你打的让你娘都不认识你。谢邀，有被冒犯到。江疏雨还是第一次遇见这么不礼貌挑衅自己的人，还老子你娘。他淡然开口：“你有病。”随后不等对方发作，江疏雨直接唤出一个亡灵傀儡来。亡灵傀儡刚出现，百里奚就挡在了江疏雨的身前，侧头低声道：“不要生事，我来。”他看向苍梧，厉声道：“苍梧，你是想决斗吗？”苍梧撇撇嘴：“你要替这个臭小子出头是吗？来啊，谁怕谁！”做事，他周身的法球全都化为了锥形，直直对准了百里奚。但一股裹挟着威压的冰寒之气凭空落下，强势的把两人之间的交锋锐气压下。都退下！南宫寒雪从容不迫地走上前，阻断三人的视线。明日辰时在这里汇合。散！苍梧退了2步，看向江疏雨的眼神愤恨不已。你给我等着！哼！重重一声哼完，他便甩袖离开。其他人也觉得气氛尴尬，纷纷告辞。南宫寒雪叹了一口气：“江师弟，试炼的具体内容明日才能告诉你，你先去准备吧。”江疏雨没说什么，总感觉这里面有什么隐情，不然为何那人无缘无故的针对自己？南宫寒雪为什么是这样的反应？好，他点头应声。百里奚赶紧拉着他跑出了众人集合的小院，走，咱们去扫荡交易市场吧。南宫寒雪拿出玉简，苍梧，别斗气，你先回来。不，我才不回去，明早见吧。对面苍梧的声音传了过来，还在为刚才的事情生气。不要任性，江疏雨是星尊安排进来的，既然换掉了你弟弟，那说明他的实力也许比你弟弟更强。南宫寒雪顿了一会儿，继续开口：“试炼最重要，大局为重。”苍梧气呼呼的：“我知道以大局为重，可是一个 LV21的菜鸟能有多强？我不相信星尊没有给他开后门。”苍梧，我言尽于此，该说的我都说了，明日准时出现。南宫寒雪的声音冰冷，似乎没了耐心。许久，玉简那边才响起苍梧的声音：“是。”玄武商会。江疏雨将自己在郊外打来的东西通通都拿出来，直接交给了商会换取灵石。他身上红级和橙级的东西比较多，红级1万，橙级2-3万，如此下来他便有了20多万灵石，够他用上一段时间了。但他一扭头，百里奚就拉着他东买西买，红蓝药各买了10瓶，就花去了2万。前者疗伤，后者补充精神力，跟他预料之中的一样。而且这2瓶东西还是最基本的需求，算是最便宜的。
之后他又买了2个初级功法卷轴，好家伙，20万就没了。最便宜的应当是预检了，玄武圣地的交易集市良心的很，货比2家后，他直接用了100贡献值买了个。他直接请掌柜的给他穿了个绳，挂在了脖子上，象保平安的无字牌。百里奚和江疏雨互相留了个灵犀之后，他调笑道：“小江师弟可要准备好耳朵，被我炒麻的准备哦。”百里奚当然不知道，江疏雨对他这个说法求之不得。自己收集不到的攻略资料，百里奚肯定知道不少一手消息，但他也不知道明日试炼的内容。不过还是给江疏雨提供了一个关键的信息，要等级刚好合适才行。百里奚跟江疏雨道别时，还小心叮嘱了他要提防苍梧那个人，不怕1万，就怕万一。毕竟有利益纠纷之时，谁也不知道谁会不会做出过激的事情来。我知道了，放心吧，我现在可有100多个傀儡呢。哦，那岂不是会把苍梧给打废了？我支持你。百里奚饶有意味的抬眉看着他，话说小江师弟进步不小吗？当然了，还有说话方面。江疏雨也略有感觉，自己最近说话确实比以多了，也许是因为快要见到亲人了吧。二人告别后，江疏雨回到了自己的小院之中，在月光下盘膝而坐。他取出初级功法卷轴，用精神力激活。2份卷轴中有1份是重复的，枯骨烂渣。恭喜，10万灵石浪费。江疏雨心中无语，但好在另一卷没有让他失望，有一个控制类技能，影子纠缠 LV1，将范围5米内敌人的影子化为实体，将敌人的速度拖慢1分钟。速度会被拖慢多少，并没有具体描述，只能找机会试试。经过外挂加成后，敌人范围扩大到20倍，时间也是。光是这个效果，哪怕遇到10分强大的敌人，也足够他在场上逆风翻盘了。感觉有了外挂之后，什么技能都看成变态啊！他突然觉得姐姐应该加入了某个风，现在很强。毕竟这个外挂是姐姐送自己的，二者之间必定有什么联系。江疏雨没再多想，取出红蓝药。红药对他来说似乎有点鸡肋，因为他根本就不会受伤。如果他受伤了，那说明他的亡灵傀儡们都凉了，那他和死了也差不多。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准备着吧。至于蓝药，1个小时才能喝1次，而且一次只增加100而已。他现在精神力1440，入定10分钟就能恢复144，性价比超高。浪费了2万灵石，买了注定要吃灰的东西。小江，快起床了，太阳晒屁股了。你猜猜门口有谁呢？修真界超级厉害无敌大美人百里奚。江疏雨被御检传来的声音唤醒，心中暗自感慨百里奚的精神倍棒。快点，姐已经给咱们俩买了好多吃的呢。我已经不会再像上次那样在荒郊野岭饿肚子，跟你抢土豆了。江疏雨打开院门，就看见百里奚，还有他脚边的一大堆食物。乖乖，这得吃上好几个月才能吃完吧？百里奚叉着腰，小脸一脸骄傲。我准备了1万灵石的分量，聪明吧？江疏雨抿着唇，默然点头。这些东西按他在玄宇宗的生活水平，可以抵得上3年的分量了。但不怕，现在他能赚灵石了。藏阳峰，南宫寒雪等人已经在等着了，附近还有几个小队伍，都是此次藏阳峰参与试炼的弟子。南宫寒雪走了上来，待会儿传送到副本之中后，你们先不要乱走，我们先考察一下周边的状况。苍梧看着江疏雨的目光依旧不善，野小子，你可千万不要当拖油瓶啊！南宫寒雪蹙起眉头，冷声呵斥：苍梧，这次试炼十分重要，你有什么私人感情不要带入其中，不然你就退出。苍梧撇撇嘴，没再说话。好了，大家先各自介绍一下自己的修炼之道吧。LV25 预言家萧恩，LV25 月辉使者黄真真。南宫寒雪轻轻点头，这2位都是法修，萧恩是全状态增幅，黄真真主要提供治疗，还有辅助控制。然后他看向了苍梧，苍梧别过脸去，十分不情愿的支支吾吾道 ：LV26 奥术师苍梧 ，LV23 潜影杀手百里奚 ，LV21 鬼修江疏雨 ，LV28 草木灵修南宫寒雪。好了，既然各自都有了大致了解，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此次试炼必须团结一致，否则若是因此耽误了正事，别怪我不客气。南宫寒雪面容冰冷，苍梧有些心虚的避开了他的眼睛。突然之间，空中浮现出巨大塔影，通天彻地。玄武塔，百里奚低声道。此时，江疏雨心中突生几分震撼之感。他从来没有见过玄武塔，没想到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得以窥见其真容。整座塔绽放着金色璀璨的光芒，笼罩住了藏阳峰。所有弟子被传送往试炼的目的地。此次长达10几秒，江疏雨立马知晓了试炼目的地距离玄武圣地很远。此时他耳边传来沙漠的呼呼声，不远处还有驼铃声，清脆无比。他不会听错。待众人重新站在地面上时，刺眼的阳光立马让人晃了神。江疏雨依旧有一点头晕，但面上不显，而百里奚的小脸却惨然了几分，皱在了一块，紧紧抓住江疏雨的胳膊。哎，弄得我天旋地转的，远距传送真让人难受。南宫寒雪安慰他，多传送几次就习惯了。你历练偷懒了吧？百里奚调皮的吐吐舌头。正准备宽慰江疏雨的南宫寒雪略显诧异，他竟然没有丝毫不舒服。难不成江师弟经常远距离传送？这个误会的念头从他心中冒出，反而让他在心底对江疏雨的轻视收敛了不少。但江疏雨没注意到，此时他正专心观察着四周的情况。众人正位于一片绿洲之上，他们身后的世外桃源里有泉水，还有美丽的梅花鹿，而眼前有一个半球形结界，这个结界几乎笼罩了整片绿洲，结界外自然是沙漠，外面似乎有不少妖兽。唰，每个人面前都出现了一块玉符，周身散发着盈盈灵气。
任务玉符。南宫寒雪经验丰富，立即伸手将眼前的玉符拿到手中，其他几人也跟着照做。随后，玉符之中的信息钻入了他们的脑海之中。任务，瞬间，众人就明白了这次的任务。试炼所在的位置被称为流光沙漠，沙漠里充斥着大量沙族妖兽，而在沙漠中央有一个副本蛇人族副本。他们的试炼任务就是进入流光沙漠，杀到中心地带，击杀副本里的 BOSS， 获得蛇人之心。整个任务有3个要求：第一，进入沙漠的队伍之中，所有人的等级之和不能超150，级别要求平均 LV25， 而且最多由6人组成。因为需要面对 BOSS， 输出的等级自然要求比较高，这样一来就需要带一个等级低的平衡等级。第二，蛇人之心只有在困难级难度的副本里才会掉落，所以队伍的整体战力又不能太差，否则打不过 BOSS 也得凉凉。第三，蛇人之心只有3个，只有前3队打完副本的才能获得蛇人之心。江疏雨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要搞得神神秘秘的，不就是打个副本而已吗？难道蛇人之心有什么难言之隐？南宫寒雪已经看完了任务，沉声说道：没想到这次的任务竟然是流光沙漠。他已经接过无数次任务了，经验老道，知道的比其他成员都多。蛇人族副本每年只会出现3颗蛇人之心，而蛇人之心可以用来打造一种极为特殊的武器，效用极大。流光沙漠不在我玄武大陆内，所以每年来流光沙漠的除了我们玄武大陆，还会有别的大陆修士。此次我们藏阳峰全体出动，一共有10支队伍，不仅要和藏阳峰的同门竞争，还要和别的大陆修士竞争。南宫寒雪把整个情况说了一遍。百里奚问道：那怎么办？万一我们和他们对上了，要杀人吗？说话间，他不自觉地看了眼江疏雨，他可是亲眼见到这位师弟杀人才眨一下眼的。听到要杀人，几人明显有些退缩，唯有江疏雨无动于衷。南宫寒雪摇了摇头，一般不至于，最多就是守着副本入口不让进，很少会动真格。此言一出，众人都松了口气，但他又继续道：可是大家也不能太放松警惕，很少不代表没有，现在准备进流光沙漠。爸，萧恩，全状态增幅。是。转眼4个光环笼罩在众人身上，增幅力量，增幅敏捷，增幅防御，增幅精神。接下来这个状态会持续1个小时。此时在全状态增幅情况下，所有人的属性都有了质的飞跃。江疏雨闭上眼，仔细感受着这种变化，算起来这还是他第一次得到法修的增幅。此时他们的先遣对战力大幅上升，至少提升了数倍。不过和江疏雨的金手指加成一比，这个增幅就显得太弱了，就是不知道预言家的增幅能不能叠加在亡灵傀儡上。江疏雨这样想着，身边顿时出现了一个亡灵傀儡，气温也随之下降了几度。今日出现的亡灵傀儡没有穿黑袍，看见他的阴寒模样，还有散发着寒气的破剑后，众人吓得心尖一颤。正在给众人施展增幅技能的萧恩吓得手一哆嗦，连技能都停了下来。黄真真眉眼直跳，跑到了南宫寒雪身后躲起来。你的召唤生灵竟然是幽冥系的？江疏雨眉头一挑，我是鬼修，召唤生灵是幽冥系，不是很合理吗？黄真真这才松开了抓住南宫寒雪衣袖的手。对哦。南宫寒雪从容地打量了一下，江师弟，这个召唤生灵是你昨日的那个黑袍人？是的，南宫师姐，不好意思，吓到你们了，刚才忘记给他套黑袍了。江疏雨抱拳看向萧恩，还请师兄给他也来个增幅技能试试。哦，好。萧恩愣了2秒才回过神，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继续给队友进行全状态增幅。整个绿洲之中有光芒或是光环不断出现降落，每个队伍都统一进行招法修增幅。放眼望去都是罕见之材，在其他城池里难得一见的天骄人物在这里像是不要钱一般，如雨后春笋。江疏雨本以为新尊口中的内门弟子是入了风的，现在看来是指这一帮人。这些人早早就展露出天赋，从小就在玄武圣地里学习，然后在玄武圣地里进行天赋觉醒，寻找自己的修炼之道。简而言之，就是玄武圣地培养出来的修士。基本上每个人的修炼之道都是罕见，他们都接受着最好的教育，享受最优渥的资源，其综合环境远超各城池里的同龄修士。比如百里奚，再比如南宫寒雪，他也就比百里奚和江疏雨前一批得到培养而已，已经到了 LV28。萧恩有些惊讶，我没办法对你的召唤生灵进行增幅。光环斧一出现在傀儡的头顶就消散了，萧恩不甘心的又试了几次。这完全在江疏雨的猜测情况之内，或许是外挂送自己的子级神天赋太强了，无法再被其他增幅技能覆盖。哼，真垃圾，连增幅都加不上。苍梧冷哼一声，江疏雨看向他，眼尾染上了几分寒意。就算他顶替了苍梧弟弟的名额，但新尊肯定也是经过实力比较后才会做出如此决定。苍梧3番4次招惹他，就算是泥人也会有几分火气。随后亡灵傀儡的头脑之中橙红之光乍现，银蓝色的魂火疯狂跳动，死死地盯着苍梧。他顿时后怕地向后退了一步，周身的法球又化成了锥形。此次的领队南宫寒雪警铃大作，当即站在2人中间，要打回去打，试炼第一。是，师姐。江疏雨和苍梧抱拳应声，收回了各自的目光，各自克制着自己的怒气与惧意。刚才亡灵傀儡盯着他的时候，他的直觉在告诉他生命面临着危险。咻！从绿洲之中发射出一道璀璨的烟花，试炼开始了。南宫寒雪看着沙漠深处，手向前一挥，出发。绿洲的结界出现后，他闪烁着，等待着一支支队伍探索。每一队集结在一起，结界自动识别符合要求的队伍。众人刚穿过充满湿润绿洲气息的结界，就进入了炽热的流光沙漠。
整个沙漠之中，修士们都感受到了脚底沙子的灼热温度，天上的太阳好似挨得很近一样。每一次呼吸，体内都干燥了几分，汗液不断流下，让人浑身不适。哎，太热了吧，这里我臭了呜呜。百里奚一脸欲哭无泪，他不喜欢自己汗涔涔的。江疏雨默默地让亡灵傀儡向他靠近了几分，给他降温。众人没走多久，就看到了一片石林遗迹，蛇人族副本就在石林之中。石林高耸入云的守门石似乎要穿破天际，在远处高大的石林门口，蛇人族副本的入口像深邃的洞穴，霓黄色和紫色混合在一起的漩涡盈盈流转。南宫寒雪看到目的地之后，立马跑了起来，然后让众人跟着一起跑。他的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那个入口，催促道：“动作要快，我们的目标是蛇人族副本，能不打的怪物尽量不要攻击。”此时他们附近已经没有什么队伍了，众人都走散开来。沙漠之中有不少沙流和沙穴，沙狐和沙鼠都在暗处盯着沙漠的新鲜来客，他们的目光血腥无比，令人看了心底发寒。他们的皮毛已经变得无比厚实，色泽发亮，在炽热的阳光下，他们只能躲在沙洞里，等待着下午温度稍微低点时出来觅食。当然，如果有访客送上门来，那他们就不会再客气了。江疏雨一行人在沙漠之中急速穿过，向前奔跑着。沙漠之中，一只沙漠妖兽突然从一旁的沙洞之中飞出，直冲而来。南宫寒雪早就有了准备，直接丢出技能，许多藤蔓从空中凭空而出，就要抓住他。然而被他躲开了。这么简单的招数拿来对付他，沙漠妖兽似乎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朝着藤蔓的主人南宫寒雪冲去，眼中闪烁着红光。江疏雨的探测术此时落在了沙鼠身上。LV23野生沙鼠的属性都只有200-300而已，并不高，而且还没什么技能。这样的妖兽根本挡不住他们这一群人。南宫寒雪莫等沙鼠到自己身前，已经以草木为兵刃迎了上去。在加速技能下，他瞬间飞跃10几米，草刃打在了沙鼠身上。噗！沙鼠被打飞在沙堆之中。这时一团白火飞出，准确落在了他的身上。噗呲！沙鼠顿时被火焰笼罩。滋滋！他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挣扎了一下后，又朝着南宫寒雪冲来。可此时他的身后人影闪动，百里奚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匕首闪烁着危险的光芒，匕首正好刺入沙鼠的核心。吱！沙鼠惨叫一声，发出一声长鸣。此时一个金色的星星魔法阵笼罩下来，沙鼠最终失去了动静。击杀 LV23野生沙鼠，经验加1875，南宫寒雪获得沙鼠皮星号1。江疏雨身旁的面板一闪而逝，沙鼠已经被杀，因为6人组队的关系，获得的经验并不多。至于掉落的物品，都会自动划分给南宫寒雪这位领队。毕竟这次是试炼而已，不是来升级的。江疏雨已经抱着佛系心态了。迅速解决沙鼠后，这个先遣队又继续前进。一路上他们6人又遇到了许多沙漠妖兽的袭击，而且越靠近石林，妖兽的数目也逐渐增多起来，级别也肉眼可见的增长起来。此时他们刚解决完一个 LV26的沙狐，南宫寒雪愁眉不展地看向石林。不行，我们现在的速度太慢了，照这样下去，至少还有2个时辰才能到达。接下来一路上遇到的妖兽就不反击了。真真，待会儿一有妖兽出现，你就把他们控制住，我们赶时间。好了，保持体力，全速前进。好，交给我吧，南宫师姐。黄真真拍拍胸脯，一脸郑重。整个队伍自此加快了推进的速度。再次碰到妖兽时，黄真真直接使用了技能月辉照晚进行控制，月光自动凝结起来，光元素柔柔的将妖兽盘踞在正中央，困住它。月辉照晚的效果能坚持1分钟，到时候他们几人早就跑得没影了。如此一来，他们的速度加快了不知道多少倍。很快，半小时不到，6人就到了石林最低处。半山腰上的平台就是他们的目的地。和南宫寒雪的直觉如出一辙，他们已经迟到许久了。他目光所及之处，都能看到别的队伍在和蛇人妖交战，各种技能的光芒落在他眼中，耳边还有宽大的蛇尾轰砸在沙漠上的声音。想要成功抵达石林的副本入口，只有一条只可容纳2只蛇人妖的斜坡。说宽也宽，因为蛇人妖长得高大壮硕；说窄也窄，因为整个斜坡上都是蛇人妖在拦路。更别说石林还被蛇人妖围了一圈，根本无处可藏，钻空子进入石林。南宫寒雪咬牙看向黄真真，真真，要是采取直冲战术，你有把握能控制住这些蛇人吗？黄真真一脸难色，摇头道：1-2只还行，可这里也太多了，而且他们都是 LV27 和 LV28的，比我高了好几级，技能有几率会被免疫。其实刚才在赶来的路上，他已经控制失败过好几只妖兽了，但那个时候他们是多对1，完全不用担心控制失败后的后果。但眼下，闻言，南宫寒雪也一时没了主意，总不能带着大家一起去送死。而且就算他们运气好，控制几率比较高，一路上杀过去的话，也需要不少时间。看着众人都没有提出别的想法，江疏雨开口了：“让我来开路吧。”他已经观察到了一条比较快速的道路，只要亡灵傀儡带着他们扫过去就没有问题了。一旁的苍梧近乎本能的嘲讽起来：“你来，你一个 LV21的小垃圾，不当拖油瓶就算不错了，在讲什么惊天大笑话呢？”他又不是没有看到江疏雨一路上都没动过手，只是跟在后面当混子而已。除了百里奚，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实力。百里奚没好气的冲他翻了个白眼：“苍梧蠢柱子，闭上你的臭嘴！”南宫寒雪去了苍梧一眼，有些责备之意，而后他询问的眼神看向江疏雨：“江师弟，你打算怎么办？”江疏雨说道：“
用亡灵傀儡引开蛇人妖。南宫寒雪眼睛一亮，这才想起来江疏雨是鬼修，虽然不懂鬼修这个修炼之道，可他有召唤生灵，是明摆在眼前的啊。利用召唤生灵引开蛇人妖，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平日他执行外出任务时，也经常会和拥有召唤生灵的术修组队，帮助吸引火力或者引开妖兽。局势当前，南宫寒雪不得不信一下这个小师弟了。好，那这事就交给你了。他看向其他师弟师妹，所有人做好准备，趁妖兽被引开时全速前进。闻言，亡灵傀儡便带着独有的嘎吱声向前一摆的跑了过去。竟然这么快！南宫寒雪的瞳孔猛地收缩起来，他完全没有预料到亡灵傀儡的速度会如此夸张。一转眼，亡灵傀儡已经和众人拉开了好几十米的距离。在战场之中，这个突兀的强大出现立马吸引了许多蛇人妖的视线，他们嘶吐着蛇信，立马摇摆着重重的蛇尾，跟着冲上前去。但是亡灵傀儡丝毫没有搭理蛇人妖们的意思，继续向前跑去。而后他又绕着石林的某个方向跑，给身后的6人开出了一条独特的道。才10几秒而已，亡灵傀儡的身后已经跟了头10只巨大的蛇人，他们跟着亡灵傀儡飞速的脚步越跑越远。见状，几人立马抓住了时机，朝这条清空的道路跑去。整个队伍进展十分顺利，才几分钟，他们已经到达了石林斜坡的尽头。此时，亡灵傀儡身后的蛇人已经跟了上百只，江疏与6人已经到达了安全地带，便将1公里开外的亡灵傀儡收到了召唤空间。唰，蛇人妖们的眼前一花，便找不到了他们的目标，眼里一片茫然。一直紧绷着的南宫寒雪终于放松下来，真是多亏师弟你的召唤生灵了。百里奚一脸自豪地拍了下江疏雨的肩膀，那是，毕竟这是我们的小江师弟啊。另外的2个法修自然也不例外，有出色能力的人都容易得到欣赏，唯有苍梧撇嘴，一脸不屑，早这么干不就完了，非得这么较轻啊？几人皱起了眉头，南宫寒雪也不再给他留面子。苍梧，我最后警告你一次，试炼之中不要再生事。苍梧别过脸，一脸不屑，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因为召唤生灵强才。一根藤蔓突然从石林地面钻出，带着尖刺的藤蔓尖端直抵着他的喉咙。咕噜，苍梧退后了一步，终于不再说话。众人都理解苍梧的心情，但都走到这里了，苍梧还在针对江疏雨，明显有很深的偏见了。百里奚抱着胳膊，冷哼了一声，朝苍梧的方向翻了个白眼。突然，石林之中传来连续不断的尖叫声，众人抬起头，就看到有无数蛇人妖从石坡尽头冲了下来，而之前已经进入石林之中的几支队伍，正在急速往他们的方向狂奔逃跑。南宫寒雪美眸一颤，脸色大变，快退！6人立即跟着后退，离这个石坡口远远的。最后，这上百只蛇人妖从坡道上冲了下来，把进入石林的路完全给堵死了。这是有人把蛇人妖刻意引过来的呀！江疏雨看到一人正跑在蛇人妖群前，就是他把这些蛇人带下来的。这个人穿的服饰和他们不一样，不是玄武圣地的人，也不是玄武大陆修士的装扮，而那人的眉心有一簇狐火，是九湖大陆的人，修炼之道是神符师。江疏雨的探测术已经回来了。百里奚沉声道：“听说神符师都比较阴险，如今一看，真是不负盛名。”南宫寒雪接了话茬：“确实如此呢。”只见那位神符师拿出2张蓝色符纸，一左一右，直接扔到了半空中。蓝色符纸炸开，空中顿时出现了2个巨大的白色虚影，符一出现就加快速度，朝着石林这里冲下来，如同亡灵傀儡拉仇恨一样，将蛇人妖引成了一圈，把正在撤退中的那些藏阳峰的弟子们迅速包围。藏阳峰弟子们不断释放技能，想要突破这个包围圈，可是妖兽实在太多了，根本没有办法突围。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最终砸碎任务玉符，传送回了玄武圣地。一旦选择离开，这次的试炼任务也意味着失败。百里奚解说起来，这是神符师的降灵技能，可以召唤远古神灵。嘟起小嘴的黄真真小声道：“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为了阻止我们进入副本吗？”哼！南宫寒雪的语气叠上了几分寒意，无能鼠辈，如此怕我们打到蛇人之心吗？现在石林石道上和之外的空间已经布满了蛇人妖，粗略估计起底300只，他们已经把通向副本入口的路彻底给堵死了。就算能清理，以普通小队的速度，至少也要数个小时。神符师坐在一个虚影的肩膀上，从空中俯视下来，猖獗的哈哈大笑：“你们全部都在这里乖乖等着吧，副本是我们九湖大陆的，你们休想染指！”说完，那神灵虚影已经飞上天际，带着他离去，转眼消失不见。可恶，这卑鄙的九湖大陆修士！神符师可是传说的天赋修士，这次九湖大陆是下定决心要占据这个副本了。等几个时辰后，我们把这些蛇人清理了，也于事无补。卑鄙！藏阳峰的弟子们愤愤不平，恨不得把那个人揪回来捶一顿。但前提是，这么多蛇人妖，我们怎么出去啊？有没有哪位师兄师姐的召唤生灵可以把这些妖兽给带走？哇，你在开什么玩笑？这里有好几百只蛇人妖呢，咱们又不是 LV50的前辈，召唤生灵哪有这么厉害？听到这话，南宫寒雪看向江疏雨，试探地问了一句：“江师弟，你可以吗？不把这些蛇人妖引走，他们也没有办法上去。”江疏雨嗯了一声，此时一只亡灵傀儡已经朝着那群弟子被包围的方向跑了过去。那是幽冥系的召唤生物，这是谁的召唤生灵？好人啊！这是要帮我们引开妖兽，速度好快啊，比我还快！亡灵傀儡的出现吸引了蛇人妖的视线，许多蛇人妖吐着蛇信，瞳孔竖了起来，追上了亡灵傀儡。围着藏阳峰弟子的蛇人妖瞬间少了一小半。哎，
可惜只有一个召唤生灵，不太……还不等南宫寒雪叹气感慨完，耳边就传来一个声音，嘎吱，又有一只亡灵傀儡凭空出现，朝那边跑了过去。竟然还有！南宫寒雪的眼底闪过一丝惊喜，看来有希望。第二只亡灵傀儡的跑酷行为同之前的如出一辙，又拐走了一批妖兽。此时石林之下的妖兽基本都没了，只剩下食道上的蛇人了。不过这些剩下的清理起来肯定要比刚才要快得多。真棒，这位同门厉害啊！这位小兄弟，等试炼结束后我做东，不醉不归。以后打副本来找我们带你。几位性情豪爽的修士当即夸起江疏雨来，而百里奚也笑得十分开怀。这些话听起来比听到别人夸自己还要高兴。身为他队友的另外3人也淡淡笑着，与有荣焉。唯有苍梧还是那副死样子，脸色越发难看。江疏雨抱拳浅笑着，第3个傀儡也出现了，调动了在场人的情绪。6啊！还有，看来这次副本没问题了。南宫寒雪抓准时机，下达了指令，准备。于是，在第3个亡灵傀儡把食道上的蛇人妖给带下来跑开后，6人都冲上去了。其他队伍见状，也跟着往坡上跑。其实江疏雨完全可以迅速清场，用枯骨烂炸把这些蛇人妖清理完，但是江疏雨不想让那个总是针对自己的苍梧占便宜，只要他们6人一队，那经验都要平分。那个人凭什么？脸大吗？他3番4次出言贬低自己，江疏雨脾气再好也没这么傻，此人必定是某种扑妖的大师。要是在别的地方碰到他，估计苍梧已经灰飞烟灭了。5分钟后，众人已经穿过了石坡，到达了平台上，看到了那个硕大的副本入口。而与此同时，在石林的另一个方向，也有一群人跑了上来。兄弟们冲啊！别让他们抢先了！藏阳峰的弟子立马急了眼，南宫寒雪也领着小队迅速朝副本入口靠近。什么情况？我们不是已经拦住他们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玄武大陆的人也会飞？人们刚才已经演熟过的神符师站在神灵虚影之上，表情古怪起来。他明明吸引了那么多妖兽，把路都给堵了，要清理完毕至少也要好几个时辰才对。然后他们九湖大陆的任务队就能够顺理成章的刷完副本，脚底抹油回去报喜。没想到玄武圣地来的人这么快就上了山，远远超出了他的预计。两方人马在争抢入口时互看了一眼后，咻，砰，数十支箭雨在空中炸开，若烟花般洒下来。大家小心箭雨，注意闪避。九湖大陆的弓箭手们突然发动攻击，发动技能，术修法修通通撑起护盾，还有一个少见的阵法师丢出了阵盘，保护着玄武圣地的这一方人马。而江疏雨召唤出了2个傀儡，挡在了除开苍梧的队友面前。藏阳峰弟子的脾气暴躁不已，瞬间被点炸了。他 NN 的使诈把我们堵在下面就算了，现在竟然还敢动手，揍得他们长老都不认识。老虎不发威，当老子是病猫啊！藏阳峰这边的射手和远距离术修也纷纷丢出攻击，一时间漫天箭雨，术法交汇。虽然此处众人都只是 LV25上下的修士，但技能攻击相当丰富，色彩缤纷。治疗法修们站在最后方，不断丢出治疗术，或是迅速帮同门增幅某种攻击或防御状态，还有不少丹药在战场之中穿梭。接着丹药，最后不少坦克和输出冲到了最前方，两方敌对势力针锋相对。这场战斗没有任何预兆，更没有什么完美的攻击防御一体的阵型可言，场面一度变得极为混乱。最关键的是，双方实力相差并不大，都是罕见的天骄之子，谁都奈何不了对方。江疏雨看在眼里，评估了一下，应该是玄武大陆这边的实力更强一些。藏阳峰里出来的修士，不论是技能还是武装，都十分完备。九湖大陆的当然都是天骄，可比起玄武大陆还是差了点。如果不是那个天上的神符师给他们吸引仇恨，害玄武大陆这边的队伍损失了机队，实力大幅下降，此刻也不会导致两方战况焦灼，胜负难分。两方一直交战，如此下来，谁都无法进入副本。精神力消耗巨大的法修和召唤师，再加上射手与剑修、体修、刺客等等的技能也纷纷进入冷却时间后，平台上的交手不再像之前那么激烈了。两方人马非常有默契的各自后退，默认休战。而江疏雨他始终没有出手过，毕竟他的技能太过强大了点。估计亡灵傀儡冲上前砍上一刀后，对面就死一个人，再来个枯骨烂炸，估计能活下去的就没几个了。但南宫寒雪说过，两方争斗历史悠久，很少闹出人命。刚才的争斗看似激烈，其实大多数人最后也只是受了点伤而已。而且在法修的治疗下，那点伤势就能快速恢复，不会有生命危险。双方第一次交锋不分胜负，九湖和玄武两方警惕着对方，怕对方来个出其不意。副本就在眼前了，蛇人之心，不管哪一方都志在必得。我们的配合太混乱了，需要重新组合，配合得当之后，肯定能压着他们打。刚才有不少人已经传送离开了，有些队伍甚至缺了人。如此一来，不少队伍立马清点自己的人马。我们这队少了远程输出，射手、召唤师、魔法师都没问题，没有 LV25 也可以。有法修来这里吗？我们缺个治疗的 ，LV21 就行。我们这里也缺个术修，最好来魔法师，最低要求 LV25。缺输出的队伍比较多，其次就是会治疗的法修，对级别有要求，方便平均，总和不能超过150。苍梧忽然开口：“南宫师姐，我要去别的队伍，你怎么突然做出这个决定？”南宫寒雪有些诧异，显然没料到会有这般变故。然而苍梧指着江疏雨，他在这里，我也没必要留下，还是说师姐要他离开？此话一出，不只是南宫寒雪，萧恩和黄真真也面露不理解，谁都没想到苍梧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发难，还是在如此艰难的时机。都已经到了副本门口，竟然临时变卦。一向脾气好的萧恩沉声道：“
苍梧，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黄真真也打抱不平。对啊，要不是江疏雨的召唤生灵将妖兽引开，我们都没机会上来。苍梧嗤笑一声，满不在乎道：这是他的事情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就一句话，是留他还是留我？知道江疏雨有100多个亡灵傀儡的百里奚毫不担心，但还是想讽刺一句：苍梧，你是属狗的吗？苍梧没有理会百里奚，只是定定地看向南宫寒雪。师姐，你选吧。南宫寒雪看看江疏雨，又看看苍梧。对于苍梧的做法，他心中十分不屑，也很气闷。缺少一个输出，打困难副本基本可以称得上雪上加霜，那试炼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因为现在几乎每个队伍都需要输出，所以苍梧很抢手，这也是他在此时发难的原因。南宫寒雪左右为难，少了江疏雨，队伍平均等级会超出副本要求，要找个低级的并不难，至少比找输出简单许多呗。百里奚有些着急，想要说什么，江疏雨却悄悄拉住了他的袖子，让他不要插手。他知道百里奚想说什么，如果他被要求离开，百里奚肯定也会选择退出。于是江疏雨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在一旁观望着，静静等待南宫寒雪的选择。经过一番思来想去和纠结，南宫寒雪终于做出了决定。他的目光扫过江疏雨，最后定在了苍梧身上。苍梧，你去别的队伍吧。苍梧原本一脸自信，他觉得南宫寒雪肯定会选择自己，可他万万没想到，等来的竟然是这个答案。什么？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师姐，如果我离开队伍，你的任务就失败了，难道你不想进神道峰了吗？南宫寒雪脸色冰冷，沉声道：想进，但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草木灵修是正道，有着自己的信仰，现在他能来到这里，还是因为江疏雨出了力，按道理他应该感谢人家。如果现在他让江疏雨离开，他做不到，也没有办法做到。苍梧摇摇头，冷笑一声，既然如此，你可别后悔。他转身离开了，现在到处都缺强力输出，他要找队伍并不难。此时江疏雨缓缓起身，淡然开口：我们进副本吧。啊！南宫寒雪愣住了，眼下是什么局势，江疏雨又不是不知道，双方已经休战，谁都无法接近副本入口。江疏雨起身后，百里奚也跟着起身，笑嘻嘻道：师姐，我们进副本吧。南宫寒雪问道：我们怎么进？江疏雨已经当先朝着副本走去，跟我来就可以了。欣喜的百里奚蹦蹦跳跳跟了过去，在另外几人眼里，他似乎对江疏雨盲目相信了些。江疏雨说能进，那就一定能进。萧恩和黄真真都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起身。南宫寒雪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不行，大不了退回来就是，反正有他在，师弟师妹至少不会发生什么危险。毕竟对面的九湖大陆之人估计也不敢真的杀人。跟上去吧。身为领队，他的话自然最管用。萧恩和黄真真立马跟着走上前去。南宫寒雪率先2步走到江疏雨前，把木藤凝结成盾牌，又用冰霜裹住，紧紧握在手中。看得出来，他很紧张。看到有人靠近副本，九湖大陆的人立刻做出了反应，条件反射般站了起来。不准你们靠近副本！玄武人滚回去！九湖大陆的修士大声喝道，同时将弓箭上弦，手枪和法杖抬了起来。只要他们再敢靠近一步，必会遭受到惨重的攻击。然而江疏雨置若罔闻，继续领着百里奚朝副本入口走去。此刻南宫寒雪心惊胆战，紧张到了极点，而萧恩和黄真真也紧张不已，紧咬着牙。百里奚笑嘻嘻的，十分轻松。师兄师姐们别紧张了，咱们不会有事的。小师弟，你要做什么啊？快回来，对方可不会给你们留面子。见江疏雨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他们认命的叹息一声。呸！他姥姥的，上，保护师弟。他们现在都认识了江疏雨，刚才如果不是他的亡灵傀儡，他们甚至连副本入口都看不到。虽然不知道江疏雨要做什么，可大部分人还是遵从内心的选择，保护江疏雨。最后的苍梧稳坐如山，冷笑一声：蠢货，保护个屁，找死还差不多。九湖大陆的修士见江疏雨无视警告，顿时发动攻击，各种技能铺天盖地的朝着几人冲来。南宫寒雪第一时间就反应过来，举起盾牌，施展出了许多藤蔓。在这个危急时刻，江疏雨手指向前一点，他身边突然出现了20只亡灵傀儡，20只亡灵傀儡组成保护阵，将5人牢牢保护起来，挡下了所有攻击。南宫寒雪愣住了，其他人也都惊呆了。我的天啊，怎么有这么多？这真的是召唤师吗？太夸张了吧！哇，这些召唤生灵看着挺破烂的呀，怎么这么难打？任由九湖大陆的修士攻击，傀儡们纹丝不动。困难难度，江疏雨一脸镇定，选择进入了副本。南宫寒雪被江疏雨的淡定所感染，本能选择了相信，按照江疏雨的话选择了副本。5人消失在了副本门口，连同着亡灵傀儡一同消失。他们进去了，他们进的应该是困难级吧？废话，一般级有什么用？肯定是困难级。不管师弟他们会不会成功，反正咱们不能让九湖大陆的垃圾进去。对，不会让那些卑鄙无耻之徒进副本。江疏雨一行人进去后，入口之外的双方又继续对峙着，谁都别想进去。顺利进入蛇人族副本后，南宫寒雪总算松了口气。我们竟然真的进来了，像做梦一样。百里奚嘻嘻笑着，哈哈，师姐，我就说了，相信江疏雨就完了，其他的不用担心。南宫寒雪依旧愁眉不展，可是我们虽然进来了，但没有输出啊，怎么打 BOSS？ 百里奚虽然是刺客类职业，可才 LV23，伤害完全跟不上。而他这个灵修，在能够保证师弟师妹安全的情况下，伤害也有所欠缺。
打个一般级还行，困难级就难如登天了。百里奚眉毛轻挑，安慰着南宫寒雪，不用担心，有小江师弟在呢。可江师弟也才 LV21呀。百里奚微微一笑，他的傀儡很厉害的，确实很厉害，至少防御力超高，速度也很快。反正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除了相信百里奚的话，还能怎么办？南宫寒雪无奈的点头，也只能这样了。希望江师弟的召唤生灵伤害足够，我会尽可能牵制住妖兽。珍珍，你及时给我治疗，还有全范围控场。萧恩随时配合。黄珍珍认真的点头，目光烁烁，放心吧，师姐。萧恩已经开始施展技能，为众人附加增幅了。可江疏雨却趁着众人不注意，向前方走去。反正他的亡灵傀儡也不能进行增幅，索性别浪费时间。很快，前方就出现了妖兽，2米多高的几个蛇人族出现在必经之路上。他的探测术飞出，是 LV26的蛇人族将军，攻击和防御都是2000多，敏捷和精神力却弱上许多。技能是声波控制，心神一晃，20个亡灵傀儡一拥而上，冲在最前的几个举着剑，同时使出雷霆万钧技能。轰！蛇人妖巨大的身躯轰然倒地，炸起一片片尘土。击杀 LV26蛇人族将军，经验加12500，获得蛇胆星号10。嗡！百里奚身上降临了一条光柱，他升级了。他迷蒙的眨眨眼，惊喜的寻找江疏雨的身影。而萧恩还在给众人叠加增幅光环，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突然就得了经验？而且百里师妹还升级了。南宫寒雪也睁大了双眼，不敢置信地看着江疏雨的背影。这可是困难副本里的妖兽啊，而且还是将军级。就算是搭配完美的时候，他们也要打上好一会儿吧。可刚才进入副本2分钟不到，几个傀儡上去砰砰砰几下，妖兽就死了。江疏雨的傀儡看来不仅防御力恐怖，速度可怕，伤害也高得吓人。这就结束了？蛇人连一击都没有施展啊！南宫寒雪男呢喃着，还没从刚才的冲击中缓过神来。从升级状态中，百里奚一脸理所当然：“哎呀，师姐，我不是说过师弟的傀儡很厉害的吗？”说着，他快步走上前去，跟上江疏雨。萧恩愣了神：“等等，你的增幅光环还没施加呢，别管增幅了，快跟上来！”南宫寒雪无奈摇头，带着师弟师妹追了上去。20个亡灵傀儡在一行人之前横冲直撞，才不管你是什么将军级妖兽，上去就是一顿乱剑砍死，基本上没有一个蛇人妖可以撑过3秒。这个副本的妖兽有点少啊。这个副本里的妖兽分布散乱，数目极少，经验增长龟速，还不如直接吸引一圈来个枯骨烂炸，直接爽快。他也没有再放更多的亡灵傀儡出来，因为他知道在这种地形下并不会增加效率。南宫寒雪从没体验过这么轻松的副本任务，每次和人组队打副本，最累的就是他了。他这个灵修既能攻击又能防御，和盾师很像，不仅要扛在最前面，还要时刻观察预判妖兽的每一次攻击，而且还要牢牢吸引住妖兽的仇恨，保护好队友。哪像现在，他只要跟在后面，什么都不用做就够了。鬼修蛮厉害的吗？他心中默默想着，突然有些羡慕江疏雨的修炼之道。他不知道此时身旁的萧恩和黄珍珍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副本入口之后是一个蜿蜒曲折的长廊沙洞，副本中的造诣比外面更重，除了血腥味，还多了一股腐烂沼泽的味道。百里奚进了副本之后，捂着鼻子的手就没有放下来过。在沙洞里走了好一会，他们终于来到了尽头。一行人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口，穿过洞口走了2步，便是悬崖，悬崖底下是一条巨蛟，他头顶上有2个小小的凸起。此时他正盘踞在底下一个恶臭的沼泽旁边，他至少有30米长，腰身可以让好几个人同时环抱住，而他身上的鳞片漆黑无比，如同铠甲附在身上，反射出金属的光泽。江疏雨等人的到来早就让他注意到了，一双危险硕大的眼睛正盯着他们的身影。他的蛟尾懒散地摇晃着，击打着石墙，似乎只要他们敢跳下去，就会进入他的肚子，让他得以饱餐一顿。是 LV28的蛇人族守护兽将领级。江疏雨还是第一次遇见将领级的，顿时觉得有些稀奇。这个守护兽的数值比起贪婪妖王要高得多，肉身防御数值比亡灵傀儡差一点，但是敏捷度很高。可没关系，另外2个攻击与精神都差了亡灵傀儡将近3000了，而且傀儡数目多。见江疏雨没有什么反应，南宫寒雪毫不犹豫走上前，我去最前面进行抵御。江疏雨伸出胳膊拦住南宫寒雪，师姐，你不用动，亡灵傀儡已经跳了下去。江疏雨依旧没有召唤出更多的亡灵傀儡出来，在他看来，20只亡灵傀儡绰绰有余。守护兽前半截身子都没有动，尾巴直接甩出，左甩右甩，两边都扫飞了几个傀儡。20个亡灵傀儡有半数在第一次交锋中就以未果告终。聚焦的反应之迅速，完全在江疏雨的意料之内。换了码字软件纯写作，格式可能偶尔会出问题，但是不影响哈，要是有读者保子反馈，我就再换。聚焦在沼泽边上迅速游走，巨大的尾巴不断抽飞剩下的亡灵傀儡。亡灵傀儡的攻击最终只有一小部分落在了他身上，似乎没有给聚焦带来多大的伤害。而亡灵傀儡们虽然看起来极为被动，但其实并未受太大的伤，毕竟6600的肉身防御在那里，并不是拿来看的。这个状况让南宫寒雪看着担心起来，他的敏捷度也太高了吧？这还怎么打？江疏雨只有2个字：退后。随后他的手掌发出微光，对着聚焦的影子用力一拉，霎时间聚焦的影子突然活了起来，突突突的动着，扭曲起来。随后他同聚焦一般，把聚焦的身躯缠绕起来。聚焦瞬间僵硬住了，似乎完全没想到自己的影子会攻击自己。
他的速度立马就被拖住了，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开始往后退避。但是亡灵傀儡又怎么会给他逃脱的机会？傀儡们当即举着剑，重新飞身而上。雷霆万钧一出，聚焦的鳞片被几剑打破，皮肉绽开出来，鲜血崩泻而出。这是江疏雨第一次使用影子纠缠，说实话，视觉效果挺震撼的。南宫寒雪和一行人都长了见识，会刺客技能的召唤师真是没见过，也许这就是鬼修的特别之处吧。聚焦失去了敏捷的优势，只好与亡灵傀儡以肉身对抗。他的技能发动，长长的身躯和尾巴缠绕住了几个漏网之鱼，亡灵傀儡被高压挤在一起，摩擦的声音让人听得牙酸。但是亡灵傀儡的肉身数值太高，吓人归吓人，但其实屁事没有。他们依旧执行着攻击的命令，不断挥动着手里的小破剑。这样一来，聚焦根本受不了，他连忙松开了亡灵傀儡，喷出一股毒液，整个石潭里的臭味冲天而起，让百里奚差点崩溃。亡灵傀儡不可避免地被毒液附着，江疏雨能够感应到他们受了伤，不过也只是小伤而已，无伤大雅。他们的防御力高招呢，不怕疼，也不知道恐惧为何物，让江疏雨省心得很。聚焦的各种攻击技能都使了出来，却依旧无法奈何亡灵傀儡，更何况还有影子帮助敌人牵制自己，他一点优势都占不到。在双方缠斗了好几分钟之后，聚焦最终还是带着不甘的眼神轰然倒地。击杀 LV28蛇人族守护兽，经验加62500，获得黄级蛟灵铠甲，聚焦授核。南宫寒雪的眼皮微微跳动了下，咽了口唾沫，然后就完了。完了。江疏雨说完后，纵身跃下，几个亡灵傀儡飞上来接住他。他身后的一行人还在发呆，还没从刚才的冲击中缓过神来，那样的战斗又精彩又短暂。百里奚笑着把手在几人眼前晃了晃，师姐师兄还在发呆吗？咱们该走了。然后他率先纵身一跃，像羽毛一样轻飘飘的从空中蹁跹而下。江疏雨抬头看着，眼底欣赏着他灵巧的身姿。几人终于回过神来，跟着跳了下去，各有技巧。穿过这片石潭之后，宏伟而充满沧桑气息的皇宫映入眼帘，斯希纳的宫殿，空气中还飘荡着若有若无的香味，让人神往。地砖整齐平滑，丝毫没有沙洞的粗糙之感。一行人眼前全都是巡逻小队，但由于距离比较远，没有蛇人注意到他们。5条蛇人一个队，此处有40个小队，他们神情肃穆，时刻观察着皇宫附近的异动，看起来比外面的蛇人厉害得多，装甲也更为齐全，武器锋利。江疏雨突然觉得外面的将军级妖兽都是摆着玩的。乖乖，有200个呢，要是小江师弟不在，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百里奚说完，饶有意味地看向江疏雨。江疏雨微不可闻地点点头，不可置否。南宫寒雪虽然有些担心，毕竟以这样的妖兽规模，他以前都会和小队里的其他人配合，一点点吸引妖兽的注意，把他们引过来，这是最安全的方法。可是现在，江师弟，这下辛苦你了，你说需要我们怎么做？江疏雨唇角勾起，淡然道：什么都不用做，这样子扎堆的妖兽不就正合他意了吗？枯骨烂炸可以用上了。他丢出探测术之后，发现这里的蛇人也就比外面的强一点点而已，数值高一点，多了个晕人的技能。他瞬间放下心来。虽然亡灵傀儡足够强，但他也怕突然有一天翻车啊。20个傀儡向前方奔跑而去，立马吸引了巡逻队的注意力，他们立马追了上去。南宫寒雪3人不明白他的寓意何在，是不是想把妖兽全部都引走？但也只能站在原地傻看着。很快，200个妖兽全部都将亡灵傀儡们包围起来，还不等包围圈彻底形成，亡灵傀儡就朝着江疏雨这个方向跑来。这时，就连百里奚都忍不住眉心一跳，小江师弟这个操作似乎不大对劲啊。但在距离江疏雨不到100米的地方，傀儡们就停了下来。雷霆万钧。与此同时，蛇人们也发动了群体技能，想要晕住入侵者。2种技能相互冲撞，在空中迸裂出火花来，但明显雷霆万钧更胜一筹。闪烁的雷电直接笼罩住卷起的风沙，将那股龙卷风吞噬。谁胜谁负，一眼明了。下一秒，3条巨大的蛇人轰然倒地。大家堵上耳朵。南宫寒雪几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看见早就捂好耳朵的百里奚，立马跟着照做。枯骨烂炸。江疏雨的向对面一滑，一道光芒闪过，轰轰轰，击杀 LV27蛇人族巡逻精锐，经验值加17500。连番的提示告诉众人，一场危机就此接触。江疏雨在轰隆声中光荣升级，踏入了 LV22的行列。亡灵傀儡们的数值全部提升到了7000，在这个级别已经极为恐怖的数字，哪怕 LV22的王级妖兽几乎都没有这般恐怖的实力。南宫寒雪几人已经惊呆了，太凶残了。照这样发展下去，他们甚至怀疑在打王级妖兽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不需要做什么，只要干看着就好了。江师弟，我都快怀疑你是不是带了巨量炸药了。是啊，你这个技能也太夸张了吧，威力和我们的简直就不能比。是的，威力夸张到200个妖兽一个不剩。一行人除了百里奚的兴奋，心安理得的被带飞就是南宫寒雪、萧恩还有黄真真的震惊和激动。南宫寒雪无比庆幸自己做出的选择。嘎，一道开门声响起，是宫殿的大门。伴随着五彩的光芒消散，高贵美丽的蛇人族统领斯希娜甩动着金色的蛇尾出现了。她不是人族，但是上半身的人像非常符合人族的审美，金色的卷发十分亮眼。好美啊！
百里奚的眼睛附上了一层粉色的雾气，立马失去了神采，不由自主地向司希娜走去。江疏宇发现了他的异常，立马把他拉了回来。不止百里奚，南宫寒雪也被影响到了。只有江疏宇、黄真真、萧恩三人还保持着原样。黄真真对这种控制技能比较熟悉，边说是魅惑，边施展净化技能。我刚刚……百里奚立马清醒过来，南宫寒雪也精神一颤，眼神逐渐明朗。刚才发生什么事了？黄真真用法杖指着司希娜的方向。这个 boss 自带魅惑，你和百里都被他魅惑到了，我刚刚才用净化给你们驱散。江疏宇三人精神数值都比较高，所以司希娜天然的魅惑并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清醒过来的百里奚后怕地拍着自己的胸脯，天呐，幸好有真真师姐在。南宫寒雪吐出一口浊气，这样看来也正常，是我太掉以轻心了。是了，一路上都是在靠江疏宇，他作为领队竟然这么大意，看来以后他要时刻提醒自己。站在宫殿大门的司希娜不敢置信地看着宫殿门口的蛇人族巡逻精锐的残骸，双眼逐渐猩红，张开嘴巴。啊！看上去优雅美丽的司希娜，她的呐喊声无比尖锐，快要刺穿耳膜。一行人艰难地捂住了耳朵，却无济于事。她依旧如阿黛尔附体般声嘶力竭，施展着她的喉音。宫殿的窗户破碎开来，蛇人族巡逻队的残骸被音浪吹飞。江疏宇心中无奈，他原本还想弄几个残骸来施展枯骨烂炸的，不过也就那一瞬的想法而已。亡灵傀儡们已经冲了上去，无视了音浪的攻击。在江疏宇的视线中，亡灵傀儡越靠近司希娜，就越显渺小，似乎只要他的蛇尾轻轻一挑，傀儡就会被打飞。尽管事实的确如此。LV30蛇人族首领司希娜，王级妖兽的属性极高，在速度和肉身防御上已经超越了亡灵傀儡，而攻击和精神力的数值也相当接近。但别忘了，司希娜是 LV30的 BOSS， 而亡灵傀儡才 LV22， 双方有8级的差距。南宫寒雪看着司希娜的数值，却傻了眼。跟别的副本比起来，这个 BOSS 的数值简直高太多了。若是普通的队伍，一个坦克，2个法修，3个高输出，至少也要半个时辰才能解决。采取慢慢消耗的打法。不过江疏宇已经刷新了他的认知，他粗略估计，可能喝个水的功夫 ，BOSS 就已经死了。在他更新常识的同时，20个亡灵傀儡已经围着司希娜发动进攻起来。司希娜挥舞着手里的金属长鞭，不断横扫，每一次都有不少亡灵傀儡被打飞，然后他们迅速地爬起来，再次发动攻击。江疏宇明显感觉到，亡灵傀儡们在这个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司希娜高达6250的攻击强度已经打伤亡灵傀儡，并且司希娜的防御数值有7500，差了500的亡灵傀儡想要伤害她还是有点难度。此时众人都有一种蚂蚁撼大树的视觉效果，看来20个亡灵傀儡想要拿下司希娜有些难说。眼看着亡灵傀儡不断上前攻击，有几个的身上还有骨头断裂开来，速度也有所减缓。一直关注着战场的南宫寒雪发现了这一点，肖恩给我们进行增幅，随时准备和 BOSS 打架。此时就等着亡灵傀儡们顶不住的时候了。江疏宇稍微一抬手，不必，他使用了技能，将手对着司希娜的影子。司希娜当场就被影子反叛，被黝黑的蛇尾纠缠出，速度慢了一半。如此状况，他的实力战斗力被大大削弱。感受到巨大牵制的他，不甘心地吼出一波波音浪。在亡灵傀儡们被吹飞的同时，巨大的龙卷风从天而降，飞沙走石席卷开来。傀儡们被吹上了天空，就像天地连接之中的白色小星点。眼看他们不断旋转着，还迷茫地张开双臂，找不到方向。江疏宇无奈地扶住额头。在大半傀儡的骨头已经在残破不堪的基础上又添新伤的同时，江疏宇把他们收了起来。身后的3人严阵以待，似乎下一秒就要进发。而身旁的百里奚一脸轻松。呼，寒风吹过，南宫寒雪几人都感觉周身的温度降了几分。其他还未出战过的114个亡灵傀儡出现在众人身前，肖恩的嘴巴已经张大的合不拢了，明晃晃的一片白骨在众人眼前一闪而逝。他们已经冲向了 BOSS。 江师弟，你也太强悍了吧，原来你竟然有这么多，谁出门在外不需要留一手的，师弟有底牌很正常。南宫寒雪如此安慰肖恩，也如此安慰自己。人比人气死人。平日里他们这些天骄都不把参加考核才能进入圣地的弟子看放在眼里，如今算是看走了眼。原来江疏宇的实力比他们刚才看到的还要强上许多倍，真是个稳重的小师弟呢。现在他们几人有理由相信 BOSS 就算耗也能被耗死。有宫殿1半高的蛇人族首领司希娜在转眼之间就被亡灵傀儡爬满了全身。雷霆万钧，他们齐刷刷地发动着攻击，挥舞着剑。美丽的司希娜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凌迟？他试图发动攻击，想要让龙卷风降临，将这些入侵者全部搬走，但每次都被中断，无济于事。傀儡们依旧在他的身上上蹿下跳，江疏宇的影子纠缠还在帮助着他们，司希娜连跑都不能。前世江疏宇的世界中著名的天空之城以吟唱的方式被哼出，这也许是司希娜最后的绝招了，绝美吟唱。在这悠扬婉转的吟唱声里，即便百里奚和南宫寒雪已经有了防备，却还是再次中招了。嗡！净化技能过后，2人依旧没有清醒过来。糟了，净化技能没有用了，我的等级不够。黄真真求助般的看着江疏宇。江疏宇没有回头，低声道：没事，只要他没受影响，那就不会有什么意外。他揽过百里奚的肩膀，不让他上前。黄真真则抱住了南宫寒雪，不断在他耳边尝试呼唤。这个吟唱对江疏宇没有用，对傀儡们来说更不会有用。
他们不是灵兽，不会疼痛，没有知觉，也不会有感情。看美人就更不可能了。他们的破剑一次都不曾停过，一直机械地挥动着。眼看攻击没有任何效果，斯希娜再次甩起了她的长鞭，放弃了吟唱。然后百里奚和南宫寒雪都停下了脚步，神态清明。我又中招了。南宫寒雪一脸懊恼。唉，果然还是太容易被美色引诱了。百里奚说出这话，江疏雨有意无意地看了他一眼。当事人自然注意到了，调皮的眨眼看向他，就像小江师弟一样。江疏雨没说话，但耳根已经泛了红，暴露了他的内心。沙尘暴龙卷风再次卷起了一些亡灵傀儡，但还是有大半数的傀儡牢牢抓住斯希娜的蛇鳞和皮肉，不肯松手，继续用破剑砍着。第二波傀儡攻击整整持续了5分钟。砰！斯希娜没有力气负隅顽抗了，她死前又悲伤地哼鸣着那首她最为熟悉的曲子，死得壮观而凄美。这是江疏雨对这个 BOSS 结局的评价。击杀 LV30蛇人族首领斯希娜，经验加1000000，获得黄级斯希娜之书星号1，黄级斯希娜之剑星号1，蛇人之心星号1。南宫寒雪差点惊呼出声，完成了！除了蛇人之心，还获得了2个能用的黄级武器。黄级，而且还有10%的技能威力加成，能提升不少实力。百里奚兴奋地蹦了起来，太棒了！咱们的试炼任务完成，距神道峰又进一步了。萧恩也激动不已，江师弟太强了，我感觉我来就是个划水的。南宫寒雪莞尔一笑，这次还是多亏了江师弟，江师弟，谢谢你，要不是你，恐怕我们能不能完成还两说。江疏雨没管这个，摆手后疑惑地问道：神道峰？对，只要我们等级再高一点，就可以进神道峰了。LV28都还不够，看来还差了些。江疏雨才 LV21，索性懒得继续问下去了。想起在副本门口的事情，黄真真有些幽怨。这次最破坏气氛的就是苍梧那家伙，不要提他了，反正以后我永远都不会和他一起执行任务了。南宫寒雪咬着红唇，含有的失态。江疏雨在他们聊天的时候估摸了一下时间，现在外面的2方人马应该还在对峙，而他们这一队也才花了半小时左右，再来几次也没有问题。毕竟外面的人应该已经认定了，他们打完副本至少要2小时。百里，你有时间符箓吗？百里奚灿若星辰的眸子一转，跟江疏雨一拍即合。当然有，来，快开始！副本外的九湖大陆和玄武圣地的人依旧保持着僵持状态。在刚才双方又产生了一次冲突，谁都没占到一丁点便宜。现在2方人马都离副本入口有20几米远，只要稍微有人靠近一点，就会被另一方的人轰然击退。唰！副本入口处10多个身影出现，江疏雨一行人和10个亡灵傀儡，他们怎么那么快就出来了？不会是打不过吧？哎，也不知道江师弟他们需不需要我们帮忙，这是藏阳峰之人的担忧。但一看几人都没有挂彩，身上没有血迹，瞬间松了口气。只要人没事就好。哼，也就是召唤生灵皮糙肉厚了点，精打而已。想要打完副本，真是痴人说梦。数量多果然也只是噱头，打不破亡灵傀儡防御的九湖大陆之人一个个出言嘲讽。在场都没有人认为江疏雨他们一行人刚打完副本，所以才出来的。2刻钟打通一个副本，笑话！就算是组合完美的6人队，不花上1-2个小时，绝对别想成功从困难级副本身上讨到好处。江师弟，你们快休息。对，失败了没关系，休息好了再来一次也没关系啊。几个豪爽的师兄已经开始呼唤江疏雨了。江疏雨遥遥朝着他们抱拳，回过头来，坐在最后的苍梧嗤笑一声，运气还真是好，竟然活着出来了。南宫寒雪状似无意地看了眼四周，发现跟他们进去时一样，看来他们的计划没有问题了。师弟师妹，你们小心行事。他严肃地看着他们，虽然知道2人不会有危险，但还是忍不住提醒一句。安拉师姐放心，有小江师弟保护我呢。百里奚笑嘻嘻的，全然没有副本很危险的认识。南宫寒雪摸摸他的头，你不给江师弟添乱就好了。百里奚嘟着嘴，抱着南宫寒雪撒起娇来。虽然师姐已经说过了，但是我们还是想说注意安全。萧恩和黄真真默契开口。好，师兄师姐放心。江疏雨抱拳后将百里奚拉了回来，另外3人抱拳转身离去，回到了藏阳峰弟子的大队伍。此次百里奚和江疏雨2人组成一队，众目睽睽之下，百里奚拿出时间符箓，只见他轻轻一碰入口的涡流，符箓闪烁着微光，冷却时间归零，2人的身影消失了。怎么又进去了？这2个小孩是要闹哪样？这和单枪匹马有什么区别？就算2人选了一班级也不够看的吧？你们该关注的不应该是那个时间符箓吗？那个女修有这么厉害的玩意儿，估计背景难以招惹啊。这东西跟背景有什么关系？哼，浅薄了吧？那可是有钱都难买的宝物。江疏雨也尝试在玄武商会和圣地交易市场找过，却一无所获，所以有价无市。他也只在徐婉那里见识过一次。刚才试探性的问了一嘴，没想到百里奚还真的有这个符箓，和徐婉用的那个一样，都是初级时间符箓，只能用10次，但百里奚这个已经被用的只剩下了5次。如果5人继续组队，就只够再刷一次副本，和他们的计划3个蛇人之心相违背。于是几人商量好了，由百里奚和江疏雨2人来，再刷2次，刚好可以把剩下的2颗蛇人之心拿到手，连汤都不给九湖大陆的人喝。反正江疏雨才是攻击主力，南宫寒雪3人在不在都无所谓，这个地方旅游一次就够了。没想到带我升级带我飞的承诺那么快就实现了呢，我刚才都已经升到 LV24了。小江师弟非常优秀。百里奚笑眯眯地看着江疏雨，
而江疏宇耳后的嫣红百里奚完全错过了，只看到了他淡然笑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嗨嗨，百里奚捏拳掩着唇，假装严肃道：“那既然如此，以后也不能耍赖哦。”没问题。江疏宇点点头。与此同时，10个亡灵傀儡已经沿着沙穴轻车熟路地向前跑去。熟悉地形之后，江疏宇没再浪费时间，直接把沙穴之中的所有蛇人妖全部吸引走。亡灵傀儡在前，蛇人妖在后，循着沙穴的方向一路前进。5分钟后，亡灵傀儡拖着20多个蛇人妖将军跑到尽头，一跃而下，仿佛在说：“蛇人族守护兽，我们来了。”而后面的蛇人妖精锐、将军级根本没有思考，也叫嚣着吐着蛇信纵身跃下。下面是我们的守护兽，这样人就是自投罗网。这是他们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在他们跳下去之后，江疏宇就跟在后面使用了影子纠缠。数十道深黑色的影子仿佛被赐予了生命，扭动着缠绕住妖兽们。不论是将领级的守护兽，还是将军级的蛇人妖，全部都被减缓了速度，吃力地追击着亡灵傀儡。突然，傀儡们的脚步一顿，唰！亡灵傀儡们转过身来，直接将手里的剑对准其中一个蛇人妖。死！蛇人妖的惨叫还未结束，就被傀儡们丢到了半空中。砰！惨绝人寰的爆炸声响起，几个最近的蛇人全被波及，当然还有无辜的守护兽。眼看着沼泽也被影响，江疏宇赶紧拉着百里奚向后退。但江疏宇的担心完全就是多余，平台太高了，沼泽根本炸不上来。江疏宇利落的又施展了2次枯骨烂炸，平台底下轰轰2声后，瞬间归于寂静。亡灵傀儡们无辜的甩甩身上的沼泽泥，焕然一新。而江疏宇和百里奚这边也收到了提示：击杀 LV26蛇人族将军，经验加31250，获得蛇灵星号3；击杀 LV28蛇人族守护兽，经验加156250，获得黄级蛟灵铠甲聚焦兽核。聚焦才围住这些入侵者，就被炸死了。上一次他们逐个清理妖兽杀到这里，用了将近20分钟，这一次总共5分钟。小江师弟真棒！百里奚的眼眸已经眯成了月牙，十分动人。江疏宇看走了神，随后才道：“我们走吧。”两人二话不说，纵身一跃，继续前进。讲真，小江同学十分想尝试信仰之跃，但是百里奚在这里，他不好意思中二。很快，两人就到了斯希纳的宏伟宫殿外。此处还是有一大群蛇人妖巡逻队伍正兢兢业业的执勤。亡灵傀儡一开始跑酷就追了上去。很快，在连续数次的剧烈轰隆声中，江疏宇和百里奚又收获了海量经验和材料。在这样的洗礼下，二人都齐齐又升了一级。百里奚惊喜地看着身上的光柱，哇，我又升级了！多亏小江师弟，我才能升到 LV25呢。他拍了下江疏宇的肩膀，发出一阵感慨。在江疏宇与百里奚初次相识的时候，百里奚 LV23，江疏宇才 LV12。如果不是江疏宇的话，他估计现在还是 LV23。所以百里奚是有多么摆烂，连历练都那么懒散，江疏宇可想而知。但没关系，以后他带他升级的机会多的是。五色神光再次洒落人间，神秘古朴的宫殿大门展开，斯希纳摇曳着他金色的蛇尾从中走出。被控制住2回的百里奚有了心理阴影，他嗖的躲到江疏宇身后，将眼睛闭上。我不看他，就不会被魅惑到了。确实有江疏宇在前面挡着，他确实躲过了被魅惑的状态。斯希纳同上次一样，看到宫殿门口都是残骸，喉咙中顿时发出声嘶力竭的尖叫声。幸好这一次江疏宇早有准备，亡灵傀儡们已经扛着几个蛇人族巡逻精锐的完整尸体向江疏宇这边跑来。这一次他们并没被音浪吹跑，等到呐喊声沉寂后，亡灵傀儡又带着那几个尸体跑了回去。江疏宇也在恰好的时机出手，影子纠缠之下，斯希纳的速度慢了不少。亡灵傀儡拖着10几个蛇人妖跑回到斯希纳的身边，朝着半空丢去。砰！无聊老套路，但效果十分好。谁让这位美丽的蛇人族统领在宫殿前有那么多将军级妖兽呢？简直是在给他做嫁衣。而且副本里的妖兽死去后，衣还会在特定时间内消失，这时间还不长，偏偏斯希纳就在这个时间段里冲了出来。若他晚点出现，江疏宇也没办法利用这些尸骸使用枯骨烂炸。斯希纳作为 BOSS， 血条也就只有将军级妖兽的30倍。一连串爆炸声过后，他依旧凄美地低吟着那绝美的曲子。这一次，他甚至连技能都没有机会使用，就香消玉殒。击杀 LV30蛇人族首领斯希纳，经验加250000，获得黄级斯希纳之小提琴星号1，黄级斯希纳之刃星号1，蛇人之星星号1。前后不到10分钟 ，D over。江疏宇的清本效率高的可怕。哇！百里奚的眼睛亮晶晶的。快，咱们再来一次，计划马上就能完成了。好。两人立马出了副本，百里奚唰的一下扫过时间符箓，两人的身影又消失在众人眼前。这两人在搞什么鬼？打不过就不要打了呀，浪费时间符箓的灵气干嘛？九湖大陆的人不明所以。但总体而言，副本外还对峙的双方人马都惊呆了，看不懂江疏宇和百里奚两人在搞什么幺蛾子。毕竟就算让他们想穿天际，也不会猜到，此刻两人刚刷了一遍困难级蛇人族副本，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还刷完了。当然了，知道内幕的只有南宫寒雪3人，他们互看一眼，眼神中充满了震惊。我们竟然拖后腿了！他们当然清楚江疏宇一个人完全有能力单刷，可无法想象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搞定。就算在副本里闲逛一圈，也远远比不上这个速度吧。进入副本后的江疏宇轻车熟路，再次带着百里奚刷通了副本。太棒了！这次我们比上次快了1分钟。
江疏宇看到百里奚竟然盯着玉简，在倒计时顿时哑然失笑。别人把这次试炼当任务，他却是真的来当玩一般。两人出了副本，直接回到了玄武大陆的阵营。哼，把时间符箓的次数用光了吧？玄武大陆的人真废物，不能通关就不要浪费次数啊！真是暴殄天物。哟，有本事再进去一次呀！把你们给能的！九湖大陆人在那边大声叫嚣，分明看不起他们二人。当然了，他们眼神中更多的是嫉妒。要不是对面人数不少，他们真想把百里奚手里的时间符箓给抢过来。江疏宇和百里奚充耳不闻。计划完成了。南宫寒雪虽然是问话，但语气却很笃定。江疏宇点头，把装有蛇人之心的盒子都交给了南宫寒雪。此次试炼南宫寒雪是领队，最后交任务的时候需要由他完成。副本入口怎么在扭曲？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此时副本入口的涡流极度扭曲，时空法则凌乱无比，打在众人的心间。副本关闭了？不应该啊，除非3颗蛇人之心都被人拿到手了。不对，玄武大陆的那2人不就刚好进去了3次吗？说不定就是他们拿到了蛇人之心。不可能吧？他们2个级别这么低，怎么不可能？副本入口都没了。此时不管众人相不相信，心中都有了定论。既然如此，还守在门口做什么？师姐师兄，我们走吧。江疏宇轻声说道。此次任务目标超量完成，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快拦住他们！九湖大陆的人急了眼，必须让他们把蛇人之心交出来。你们不许走！甚至有人已经开始丢出了控制技能。藏阳峰的弟子们立马如梦初醒，一边应对攻击，一边看向南宫寒雪。蛇人之心真的在你们那儿？南宫寒雪没有隐藏，大大方方的点头。对，没错。死！藏阳峰弟子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不是吧？他们真的打完了副本？如果记忆没有错乱的话，最后2轮好像只有2个师弟师妹进去吧？诡异，太诡异了！几乎所有人都惊疑不定，当然也包括苍梧。他不敢相信的摇头，心中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告诉自己，他们在说谎，他们都是骗人的。可不管他再怎么不相信，面对九湖大陆修士的步步紧逼，他还是不得不下意识的和其他藏阳峰弟子结好阵。小小九湖大陆也敢在我玄武大陆前撒野，真是好没道理。我们这边凭实力得到的东西，你们说抢就抢。轰！天空有一道轰鸣声响起，云彩全都被破开了，天空之中还有一道蓝色的清风飞过，2个巨大的神灵虚影在空中出现。神符师此时也坐不住了，决定出手。他坐在神灵虚影身上，浑身都是强大的气息。单从气息来看，对方估计不会低于 LV35， 而且还不要说他是传说级的天赋修士了，拥有10分强大的神灵虚影。起手！南宫寒雪紧张起来，心中推测着对方的实力。但他忽然想到，哪怕强大如斯希娜，在江疏宇手中也撑不过几分钟。九湖大陆的神符师再强，也不可能一个人刷困难级蛇人族副本吧？以此类推，江疏宇肯定比那个神符师强多了。想到这里，南宫寒雪瞬间放松下来。神符师盯着南宫寒雪，交出蛇人之心。2个神灵虚影的视线随着话语同时转头看向南宫寒雪，目光阴冷。南宫寒雪还没说话，江疏宇已经出手了。2道蓝光自他的掌心闪过，魂火。2个神灵虚影的脑部出现了一朵银蓝色的火焰。啊！神灵虚影竟然发出了声音，那惨叫令人胆寒。在凄厉的惨叫之中，神灵虚影瞬间扭曲。神符师的脸色巨变，试图和神灵沟通，却无济于事。他气愤地看向江疏宇：“你这个蝼蚁！”嗡！空气震颤，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神灵虚影。他有10几米高，身上还有金色的铠甲，举着一杆金色的长枪，目光锐利，宛若战神。刚出现就对准了江疏宇的方向飞来。动手！混战再次爆发。藏阳峰弟子倾泻了大量攻击，落在了战神虚影身上，结果当然如水滴大海，掀不起任何波澜。他们立马意识到这个神灵和之前的不一样。神符师冷笑着：“你们是在挠痒痒吗？小蚂蚁们！”5个亡灵傀儡同时出现在江疏宇眼前，高高跃起，对上飞落下来的长枪。雷霆万钧！亡灵傀儡手中的破剑闪烁着橙红色的光芒。砰砰砰！原本看似强大的降临，瞬间就被傀儡们打得身形不稳，虚影融入空中。怎么这么惨啊？江疏宇微微一愣，其他人也愣住了。明明他们也上去攻击过，根本造不成任何伤害，怎么江疏宇的召唤生灵2、3下就砍死了那神灵？真的是神符师的实力太弱了？那他们岂不是更惨？神灵虚影被打溃散开，身为召唤人的神符师也遭到重创。哇！他的脸色瞬间苍白无比，吐出一大口血。江疏宇的手中再次出现了蓝光，2个亡灵傀儡已经无声无息出现在战神虚影身边，剑落，彻底消散。神符师再受重创，坚持不住，他连忙转身离去，飞离此地。回头看向江疏宇的眼神中充满怨恨，也充斥着恐惧。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了一大跳。混乱的双方都停了下来，看着江疏宇，他的召唤生灵怎么这么厉害？那可是神灵啊！再怎么是虚影也是强大存在，就这么轻易被斩杀了。这是什么召唤生灵？他是什么天赋的修炼之道？多少级了？九湖大陆的修士开始怀疑起江疏宇等级和修炼之道来。江疏宇带了隔绝玉佩，他们看不到江疏宇的信息。不过在高空中的神符师知道，江疏宇才 LV23，是鬼修，仅仅23，实力就这么强横，看来这个修炼之道强得恐怖。而且江疏宇必然觉醒了天赋，是天赋修士。神符师觉得必须把这个情报带回去。
想到这里，他头也不回地坐着神灵虚影，选择离去。接连损失了2个神灵，他的心在滴血。10个亡灵傀儡并排出现在玄武大陆阵营的最前方，仅仅看着就能吓跑不少胆小的人。面对亡灵傀儡，九湖大陆的修士没人敢动手，连神符师都被轻易打跑了，他们又能做什么？到底打不打？就在他们纠结的时候，亡灵傀儡突然动了，带着摩擦声朝着九湖大陆的修士走去。亡灵傀儡手中的破剑跟着前进，九湖大陆修士不断往后退，气势越来越弱。对战双方有一方的士气一旦崩溃，那就不用打了。亡灵傀儡带来的压力太过庞大，随着第一个人呐喊着跑掉，九湖大陆的队伍彻底分崩离析。玄武大陆的修士有说有笑的返回，九湖大陆那帮家伙太搞笑了，竟然被吓跑了。看他们屁滚尿流的模样，老子心里真爽。这么多修士竟然被几个召唤生灵吓跑了，真是废柴。你这不是废话吗？人家连困难级副本都能打通关，要是真拼命，九湖大陆那帮人不是自投罗网吗？整个过程始终没在说话的江疏雨，在他们眼中越发神秘。藏阳峰的弟子忍不住心中好奇，纷纷猜测江疏雨的来历。这位江师弟到底是哪来的？不会是神道峰或者另外几个大峰的人吧？瞎扯！那几个大峰的人哪里有空闲功夫和我们这些小喽啰一起玩？再说了，那些个战斗狂魔都抓紧着时间练级下亚洲级副本，哪有闲心来试炼？而且江师弟才 LV23，那就奇了怪了，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厉害角色？虽然他们没能完成试炼任务，可今天的经历却让人心满意足。玄武大陆这边能把九湖大陆的修士打跑，光这点就让他们浑身舒心。至于任务，那都是其次了。只有苍梧的眼底藏着不悦，他时不时看向江疏雨，带着浓郁的恨意。如果不是因为江疏雨在，如果当时他没有逼迫南宫寒雪，这次完成试炼的也有他一份。可是事到如今，江疏雨，我跟你没完。苍梧的理智已经被嫉妒和憎恨冲昏了。众人回到了藏阳峰的传送点，那个绿洲。南宫寒雪拿出任务玉符和蛇人之心，手掐法诀交任务。任务玉符和蛇人之心缓缓升空，空中浮现出玄武塔的虚影，五色神光从塔中爆发，笼罩住南宫寒雪的任务玉符和蛇人之心上。数秒后，一个威严的声音落地：试炼任务结束，传送返回。玄武塔光芒大盛，包围住每个人，所有任务先遣队都被传送回去了。10几秒后，所有人回到了藏阳峰。呼，终于回来了，试炼结束了，我要去庆祝庆祝。还好活着回来了。笨蛋，哪有这么容易出事？每年各峰试炼加在一起至少也有100来次了，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死人？我们这个段位的试炼确实不轻易死人，但那几个实力最强的山峰都是 LV37以上的修士，每年都要死批人。你也不看看实力差距，对他们来说，我们的试炼只是过家家而已。哎，藏阳峰十分热闹，几乎逢人就谈论这次试炼。当然，话题聚焦最多的还是江疏雨。如果这次不是江疏雨，估计他们还要和九湖大陆的修士继续对峙许久，最终能不能抢到副本还是两说。毕竟对面还有个等级碾压他们的神符师。百里奚的小脸此刻依旧苍白，还是不习惯远距离传送。以后试炼，姐一定要选近的，远的以后姐都不去了。百里奚找了个石桌趴着，有气无力地吐槽着。南宫寒雪眼唇轻笑，回来后他也放松下来。谢谢你江师弟，这次试炼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他郑重地对江疏雨道谢。江疏雨抱拳看向他，师姐客气了。百里奚总算缓了过来。南宫师姐，你不用和小江客气，他只是不太会和人相处而已。百里奚其实和江疏雨相处也没多久，可就是这么神奇，他完全信任江疏雨。肃静！空中传来一声低喝，所有人抬头望去，只见一人凭空而立，脚踏虚空的 LV87 3阶修士。江疏雨心中有些神往，修士达到3阶后就可以脚踏虚空，随意飞行，任何一个修士都是如此，哪怕是凡修。当然，也有一些个别修士早早就可以飞行，比如神符师那种方式。这是我们的峰主周正贤。百里奚在江疏雨耳边低声提醒，他轻轻颔首，眼中流露出钦佩。任何一个能走到3阶的修士都值得尊敬，在宗门传授的长老们无数次感慨过，想要走到3阶极为困难。这样的修士不过1/1000的几率会出现，自然值得敬佩。至于星尊那种人物，更是凤毛麟角，整个大陆都出不来几个。周正贤峰主的目光在众人身上扫过，十分满意。本次试炼已经结束，试炼的过程稍后长老们会好好研究一番，晚些时候查看你们的弟子牌，评分会发过去。虽然这次你们都没怎么挂彩，但是你们要谨记，执行任务最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享受途中风景，消除对未知的恐惧，一直拥有必胜的信念，这才是给你们试炼的最终目的。能没有伤亡平安归来，比什么都重要。据说这次试炼中，你们遭遇了九湖大陆的修士，长老们和我自然心中有数。表现好的人就会有机会进入几个大峰。诸位弟子，你们回去好好休息吧。散。周正贤峰主说完后，转身离去。百里奚长长呼出一口气，撇撇嘴，每次都是这些老套话，就不能有点新意？南宫寒雪笑起来，哄小孩一般。你这丫头，听听就好了，算是勉励我们。切！百里奚哼了一声，才不需要什么勉励呢。每次都拿几大峰来诱惑人，有什么值得当大饼的？南宫寒雪无奈摇头，对你来说确实不值得当大饼，可对我们来说不一样，这个饼能吃。百里奚不说话了，他一直都知道南宫寒雪很想进神道峰，同样是在玄武圣地，普通弟子、各峰弟子、几大峰的弟子天差地别。
无论是普通弟子还是各封的弟子，都已进入几大封，有以神道封为荣。南宫寒雪把这次副本的收获分了一下，江疏雨也取出后面他打到的东西。他坚持大家是一个队伍，必须平分。战利品分完后，百里奚和江疏雨一起前往玄武商会。这些东西对江疏雨来说没用，他打算卖了换成灵石。百里奚对灵石更不在乎，他还把自己那份都塞给了江疏雨，理由是自己的虚空收纳玉没地方放。这个理由鬼才信，虚空收纳玉可不小，怎么会没地方？江疏雨也没拒绝他的好意，都收下了。经过这一次，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又有些变化，有些事无需计较。在玄武商会把没用的黄级物品都卖了。这次副本里出了把黄级的斯希那支笔，江疏雨原本是想把这个匕首给百里奚的，可百里奚却拿出了一把更好的，在江疏雨面前晃。同样是黄级武器，最好的和最差的黄级物品属性相差不小。斯希那是 LV30 的 BOSS， 副本等级也仅 LV25， 掉落的黄级武器属性也只能算一般。黄级武器在玄武商会里定价在6至25万不等，斯希那的武器基本定价就在8万。江疏雨把2件斯希那的武器卖了，再加上这次获得的材料，换来了20万灵石。你不需要武器吗？百里奚见江疏雨两手空空，一脸疑惑。原本还有本魔法书，可江疏雨嫌麻烦，还给卖了。江疏雨摇头，武器对我没用。他是鬼修，虽然也算魔法师，可无论是法杖还是魔法书专属的技能加成属性，对他都没有效果。江疏雨觉得，或许他这个修炼之道有自己专用的东西，那少量的精神加成用处，哎。百里奚哦了一声，你要多存点钱，好买初级功法卷轴，至少在进阶2阶前，你要把初级技能全部学全才行。江疏雨仔细听着，尽管这些东西他早就知道，但不管怎样，百里奚都比他清楚。此刻百里奚似乎就是一位长老，对他谆谆教导起来。如果初级技能没学全，等你踏入2阶后，就只能使用终极功法卷轴了。要是到时候抽中的是初级技能，岂不是浪费？听百里奚说了一通，江疏雨彻底明白了。终极功法卷轴同样可以觉醒初级技能，两者价格相差100倍。如果使用终极功法卷轴，觉醒的却是初级技能，那就真是死亏了。突然，江疏雨手中的弟子玉牌忽然传来了一道讯息：江疏雨，来一趟外食堂。外食堂，圣地外食堂的贺堂主恭敬地站在一旁。原本属于他的座位上，南辰星大喇喇地坐在那儿。江疏雨到来后，见到的就是这个场景。他心中有些惊讶，但并没有太过表露出来。见过星尊，见过贺堂主。南辰星呵呵一笑，朝着江疏雨招手。我看了这次试炼的影像，你的表现十分出色，把他叫过来，就为了这事？不太像啊。江疏雨轻声道，弟子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这次试炼的目的就是蛇人之心，江疏雨到现在也不知道蛇人之心到底有什么用。不过既然圣地如此安排，肯定另有乾坤。南辰星笑容更盛，此子胜不骄，败不馁，心性不错。你知不知道蛇人之心的用处？江疏雨诚实的摇头。南辰星笑着，其实这次试炼里，知道蛇人之心作用的弟子并不多，毕竟等级差太多了，没有人会用到。蛇人之心关系到踏入2阶时觉醒天赋的概率。国粹，江疏雨有些无语，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个噩耗？踏入2阶时有机会觉醒天赋，但这个机会太渺茫，能觉醒的人万里挑一。他原以为只能看运气，没想到竟然还有东西可以增加概率。江疏雨心中腹诽，面上依旧云淡风轻，甚至连眼神都不曾变过。南辰星没能从江疏雨眼中看到应有的情绪，有些失落。当然，能助力觉醒天赋的宝物不止蛇人之心，只不过蛇人之心相对算比较容易获得的一种。原本我们推算出了流光沙漠出现的时间位置，没想到九湖大陆也推算出了，才导致这次试炼险些失败。还好有你在，所以这次你立了大功。在玄武圣地有过要罚，有功必赏。你有什么想要的奖励尽管说。婆婆妈妈的南辰星说了一大堆，只有最后一句才是关键。江疏雨想都没想，可以帮我找个人吗？南辰星呵呵一笑，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你不是来外食堂查过了吗？你姐姐江疏离去年进入圣地，今年出进了神道峰，所以你在圣地的外食堂找不到她的讯息，因为所有进入神道峰的弟子都不会去外食堂更新。江疏雨的瞳孔缩了一下，他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走向，我姐姐竟然去神道峰了。他知道神道峰有多难进，作为圣地中实力最强横的分支，其要求高的离谱。南宫寒雪现在这个阶段的追求就是去神道峰。百里奚也告诉他，有机会也一定要加入。神道峰始终在他心里掩上了一层神秘面纱。没想到姐姐先进去了。不对，姐姐进圣地的时间算下来还不到半年，怎么会有资格进神道峰呢？要知道像南宫寒雪他们这种由圣地培养出来的内门弟子都没能得进。南辰星缓缓敲着桌子，江疏离确实拜入了神道峰，但圣地有规定，我不能跟你透露神道峰的事，所以你有什么疑问，只能自己进去问你姐。不过在你拜入神道峰之前，可能都见不到你姐了。江疏雨毫不犹豫地开口。要怎样才能拜入神道峰？南辰星早就有所准备，在玉牌上划拨了几下，随后江疏雨的玉牌就提示收到了一些消息。好了，我已经把拜入神道峰的条件发给你了，你有空可以看看。关于江疏离的事情，我原本就是要告诉你的，并不算奖励，你可以再提一个。江疏雨抿唇思索一番，立马决定，我想要时间符箓。贺堂主一脸果然如此，而南辰星则拍着桌子哈哈大笑起来。老田，你看你看，我没猜错吧？哈哈哈哈！贺延廷笑出声，星尊果然料事如神，服了。江疏雨想要的奖励都在南辰星的意料之中。南辰星调笑起江疏雨，你知不知道时间符箓有多难得？
即使是初级时间符箓，也不是随随便便能买到的。江疏宇收起心中的古怪，点头道：“弟子知道，确实买不到，连交易集市里都没有。”南晨星清清嗓子：“你在大考中表现很好，拿了大陆首席，该给的奖励都已经给你了，这件事我们得商议一下。你这次试炼任务确实有功，不过光凭这个还不足以换来一张初级时间符箓。我这里有个任务，如果你完成了，本尊就去给你去弄一个。”本尊这是承诺。江疏宇眼睛一亮，好，有了初级时间符箓，对江疏宇来说要方便太多了。从此以后，他可以在短时间内重复刷本，升级速度飞速提升。南晨星略一思忖，便道：“但你得先历练提到 LV25 才能执行这个任务。至于怎么历练，可以请教贺堂主，他最懂行了。”好了，等你到 LV25 就找我。江疏宇的预检里有了南晨星的灵犀，现在的目标就是到 LV25 找新尊，完成任务，弄到时间符箓，拜入神道峰，找到姐姐。南晨星走后，贺堂主终于坐回到了自己的专座，看着江疏宇一脸笑容。从南晨星亲昵的态度中，他看得出来，南晨星很看好眼前的年轻弟子。南晨星平时什么样，他太清楚了。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见南晨星对谁这样有说有笑，还会调侃，傲气的不得了。即使是神道峰里的那帮子优秀天骄，照样被南晨星骂得狗血喷头。南晨星对江疏宇的态度已经完全超越了其他弟子。如果不是知道江疏宇的身份，他都要怀疑江疏宇是南晨星的儿子了。贺堂主和善无比，历练升级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最快的方法还是单刷副本最高效。只不过单刷副本的难度高，危险得很，一般人顶多刷一般级，可能连最后的 BOSS 都不打。除了这个方法，还有可以找荒郊野岭的精锐妖兽聚集地，这样的地方有不少。不过那些地方人也多，经常会为了地盘产生争执。还有就是找那些离散的 BOSS， 他们可以提供大量经验，比副本 BOSS 经验要多，而且还能获得许多精良装备。但这种 BOSS 一般都被各大门派承包，不知道的人连刷新时间都不清楚。贺堂主说了好多种方法，除了最开始一个人刷副本的方法靠谱外，其他的都不靠谱。这些只适合普通修士，并不适合江疏宇。江疏宇心中明白，可依旧十分有耐心，一直听着。说不定其中的细节消息，他哪天就用上了呢？比如贺堂主说的各大陆之间的边界妖兽区，这个江疏宇以前可没听说过。贺堂主说了一大通，整整10分钟都没停过，还是看他没有任何反应才沉不住气。新尊说的还真是真的，你这孩子稳重的很。算了，不和你开玩笑了，弟子牌给我，我给你处理手续。是。江疏宇把弟子牌递了过去，贺堂主立马就给他弄好了，还递给江疏宇一枚玉符。这是传送符，只要你在圣地内，就可以用精神力触发，进入圣地的副本大阵。你如果想刷副本，就尽管去副本大阵。哦，对了，这块传送符1000贡献值，已经从你的弟子牌里扣掉了。在圣地里，你要想得到什么，就要付出相应的筹码，体力、灵石或是贡献值都可以。没有人相信天上掉馅饼。离开外事堂后，江疏宇立马找了百里奚，答应过带他升级的，他现在准备去副本，可不能言而无信。御检的声音立马传了出来，百里奚留下了讯息，有事不在，几天后回来联系。或许又是去做什么任务了。第一次见百里奚的时候，他也在做任务，江疏宇并不觉得奇怪。在玄武圣地里，大家都很忙，没有什么人能空下来。再过几天，新弟子入门，圣地里会统一讲课，他也会忙碌起来。江疏宇并没有着急触发传送符，而是翻开弟子牌里南晨星用长老身份给他的情报。进入神道峰的条件1，达到 LV37。第一个条件就让江疏宇看得头皮发麻。姐姐，竟然半年就完成了？不对，从新尊透露的信息来看，姐姐在进入圣地仅仅4个月左右就拜入了神道峰，所以粗略估计，江疏离就从 LV20升到 LV37只花了4个月，速度快得令人咂舌。正常来说，这个跨度需要1年左右，除非姐姐跟她一样，也能单刷困难级副本。可这样的人少之又少。不，难道姐姐送自己的耳坠是一对？江疏宇想不明白江疏离是如何升级的，只能等见到他再问了。真不知道神道峰到底为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江疏宇继续看了下去。2，通过副本 LV37魔窟之门亚洲级，这一条似乎有些难度。亚洲级一听就比困难级翻了好几番难度，只有极为强悍的队伍才能通过。等我 LV37的时候，试试能不能单刷。江疏宇压根没想过组队，那哪有单刷来的让人浑身舒适。3，功勋点达到1000。功勋点不是贡献值，只有完成圣地布置的任务，或是对圣地做出巨大贡献，才能获得功勋点。像这次流光沙漠试炼，他就能获得一些，至于能获得多少还不清楚。总之，功勋点是进入几大峰的必备要素，所以南宫寒雪才会说试炼对他很重要。他若是想要拜入大峰，就必须获得足够的功勋点。只有3个条件，不多，可没有一个简单。将他们记下后，他触发了传送符，耳边顿时传来阵阵喧闹声。百灵墓穴一般级，缺 LV30左右的火元素远程输出；狮史龙的困难级，缺精通治疗的法修 ，LV27到 LV30都行，至少全套成级武装。江疏宇看着这个嘈杂的环境，一时有些不太适应。副本大阵在圣地内部，却无法用普通方法到达，只有通过外事堂审核确认有资格后，才能花1000贡献值购买专用传送符。原本江疏宇还以为副本大阵应该会像电视里的南天门一样庄严威武，可现在一看，大量弟子在这里招揽着队员，几乎坐在地上举着牌子，还不时吆喝上2句，那模样
和郊外的副本入口也没多大区别。江疏宇甚至怀疑这里是真的是副本大阵吗？还是说他来错地方了？视线越过这些人，他看到了最中央的一个巨大石台，这应该就是副本大阵了吧？江疏宇想着，抬腿走了进去。所有喧嚣都在他进入副本大阵的那一瞬间消失。大阵中也有人说话，只不过都压低了声音。在副本大阵中，还有一个玄妙的声波环绕在他的耳畔，许多个漩涡分布在大阵的各个角落，声波就是从这些副本入口中传来的。根据每个副本的主题所传递出来的声音也各不相同，像这样的副本入口足有上百个，各种声波交织在一起，就是他耳边的声音。每个副本入口处都有一个牌子，上面写了副本的名字和等级要求。除此之外，还有里面的一些规则、冷却时间等一系列信息。在玄宇宗时，江疏宇就知道大陆的权威管理者们掌握着大量的副本资源。没想到玄武圣地竟然也有这么多副本，毕竟是堂堂玄武大陆第一圣地，没有反而不合理。而且像星尊这样的存在也同样出自玄武圣地，更准确的说，玄武大陆的顶尖强者里有一大半都来自玄武圣地。在每个副本入口漩涡的上方都有一个蓝色面板，都只记载了前3名啊，而且只记载最高难度的。江疏宇喃喃自语，副本如果到亚洲级，那就只记载亚洲级的前3名，其中还包括了通关时间、成员姓名以及成员等级、修炼之道等。别的队伍如果想攻略副本，就可以借鉴一番了。前3名已经找到了非常优秀的配置，如果你能找到更好的，创造新的记录，那当然更好。如此设置也有鼓励竞争的意思，促使各个队伍争取第一，能出现在副本排行榜上，那是莫大的荣耀。这位师弟，一道温柔的声音从江疏宇身后传来。江疏宇转头看去，一位年约20出头的女修站在他身后。他深吸了口气，鼓起勇气，师，你好，你是第一次来副本大阵吧？江疏宇点头，他继续说道，我是林景，看你刚来，我应该算你的师姐，我可以为你介绍副本大阵里的所有情况。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饭，更不会掉馅饼，尤其是玄武圣地，要有收获就必须有所付出。江疏宇问道，需要多少？林景立即说道，100贡献值就够了。看得出来他很紧张，或许是第一次做这种事。100贡献值听上去不是很多，可是贡献值不好赚。其实100贡献值也不算少。江疏宇一时间没有回应。舒赛见江疏宇没有答应，又连忙说70贡献值也可以，就180。江疏宇直接交易了100贡献值给林景。收到贡献值后，林景长长的松了口气，露出甜美笑容，谢谢师弟。整个副本大阵里 LV25 以下的副本有2个，25至37的有18个，37至50的有20个，剩下的都是50至87的副本，有52个。除此之外，还有2个大型副本，一个超大副本，总共95个。大型副本是40人以上的副本，超大型副本又被称为100人副本。江疏宇问道 ，LV87以上的副本呢？林景摇头，不在这里。江疏宇大概明白了，估计那种高级别副本都被圣地统一管理着，不会放在副本大阵让人随意进出。那种副本可是非常重要的资源，里面出现的材料和武装都非常有用。林景继续解说着副本大阵里的种种功能。对于江疏宇来说，这些信息即使没有林景，他早晚也能弄清楚。不过有人讲解，可以为他省去不少时间。更何况报酬仅仅是100贡献值而已，他现在还有15万多，100只是零头。每一座副本都有相应的通关记录，如果能创造新记录，就能获得奖励。对不起，每次都那么晚发，我反省自己的速度。副本的进入条件也不一样，大部分的要求是基础等级达标即可，可有些副本会要求平均等级，还有些特殊点的会对队伍里的最高等级或最低等级有所要求。江疏宇发现了一个关键点，那请问师姐，有没有那种没有等级限制的副本？林景摇头，现在没了，以前。他降低了声音，以前出过事，有人死在了里面，所以圣地就设置了等级要求，等级不到不让进。不过荒郊野林里这种副本倒是有不少。通过副本大阵进入的副本与郊区的有个本质区别，安全程度完全不同。进入之后可以随时退出副本，一旦有了危险就能选择离开，除非被秒杀，要不然就不容易挂。要知道贡献值不是白花的。整个副本大阵的设置让江疏宇看到了圣地真心想培养出优秀的弟子，从低级直到高级的副本都在确保弟子们的努力。能进入玄武圣地的弟子都是各郡的天骄，比天才还珍贵，损失一个确实都能让圣地心疼半天了。不允许这些天骄好高骛远，非常合理。江疏宇有种花小钱办大事的感觉，再次感慨省了不少功夫。原来进副本除了需要满足条件，还需要额外支付贡献值。副本等级越高，所需要的贡献值越多，最赞的是还能花贡献值来消除副本的冷却时间，即使没有时间符箓，也可以反复刷副本，这是江疏宇最大的收获。如此一来，他升级的速度肯定能加快不少。林景带着江疏宇来到大阵的正中央，这里摆放着一些面板。林景讲解道，这里是副本大阵的事务中心，可以接取任务和寻找队伍。任务主要是收副本里的一些材料和武装，还有些特殊物品。完成任务可以换贡献值，也可以发布任务收东西。队伍那个应该不用多说，既可以组建队伍，也可以加入别的小队。事务中心十分实用，不过前提也是贡献值。发布任务、接取任务、建立小队贡献值都会被抽成，只有加入小队时不需要。在玄武圣地里，贡献值就是硬通货，哪里都离不开。师弟、师姐还有什么没说清楚的吗？江疏宇腰上的玉牌忽然震动了一下。
他收到了50功勋点，是这次流光沙漠试炼的奖励。不过距离拜入神道峰的1000功勋点还差得远。师姐，请问功勋点怎么获得？林景拖着下巴思索了一会儿。功勋点的获取途径不多，参加圣地组织的试炼是一种，完成圣地布置的任务也可以。在事务中心的任务里，有些就是圣地发布的，如果完成就能获得功勋点。但这种任务很抢手一般情况下才发布没多久就会被人抢完了。江疏宇很理解，点头，确实想进几个大峰的人太多了。他划到任务列表，现在确实有几个任务是由圣地发布的，不过奖励的功勋点很少，一般都是2、3点，最多的也才10点。想要积累功勋点怎么这么难？江疏宇忽然觉得自己能得50功勋点已经算非常多了，估计着南宫寒雪那几人的还不如自己。脖子上的玉简响了起来，江师弟，谢谢你，我发了，得了20功勋点啊。你有多少？南宫师姐得了30点，激动的不得了。江疏宇轻声回应50点。哇，好羡慕！南宫师姐猜的果然没错，你肯定最多。哭了，一次就有50，我得做好几次任务才有。以后若是还有试炼，江师弟一定要跟我一起啊！萧恩在那边兴奋的说了一大通，才没了声音。林景在一旁已经听傻了，竟然一次试炼就能拿到50功勋点，这东西非常珍贵啊！不只是林景，附近的人也傻了眼，什么试炼任务能得50功勋点啊？我们又不是没参与试炼过，平时也就10点上下，除非特别出彩，才有可能得到20点。一次性拿到50的，至少都是那些踏入2阶以后的高级试炼才对，听都没听过。骗人的吧？我耳瞎了？怎么可能这么多？没听说最近有啥高级试炼啊？看他的样子，等级好像也不是很高才对。是啊，这人装这么一手的意义在哪呀？江疏宇没在乎窃窃私语的同门弟子，只是抱拳朝着林景道：“谢谢林景师姐。”林景连忙摆手摇头：“不客气师弟，毕竟我是收了你贡献值的。”江疏宇走到一个副本前 ，LV21 熔火之心副本，等级要求是 LV18 到 LV23。在副本大阵里 ，LV25 以下的低级副本只有2个，熔火之心便是其一。进入副本需要10贡献值，消除副本冷却时间需要40。之前这个副本的最快记录是56分钟，时间在3年前那是个5人队，1位坦克，1位预言家，3位魔法奥术师，每位修士都是 LV23 全套成级武装，3输出的强力配置让他们的刷本速度快到了极致，至今无人可破。排名第2的小队跟他们比，将近慢了20分钟。江疏宇支付了10贡献值，选择困难级走了进去。见到江疏宇竟然进了低级副本，副本大阵里的人顿时就炸开了锅。我还以为是哪里来的高阶修士呢，就这，原来只是个不到 LV25 的小子，搁这儿装什么大尾巴狼呢？一个试炼得到50功勋点，我这是50贡献值才对吧？不过他一个人单刷副本，胆子不小啊，说不定一会儿就会全身挂彩，狼狈的出来了。许多人根本不相信江疏宇刚才和别人预检之中的对话，天方夜谭。现在见江疏宇进了低级副本，都接二连三嘲讽起来。不过林景却坚信江疏宇没有胡说八道，毕竟预检对面那人的语气非常惊喜，而且江疏宇给他的感觉很奇怪，仿佛他浑身都充满了自信，可以运筹帷幄。或许这个师弟真的很厉害。林景心底冒出的这个想法，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今天终于能够不踩点发了，感动自己。50功勋点啊，这要表现的多令那些眼高于顶的长老多欣赏才能获得啊！他想都不敢想。江疏宇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炽热的火山地带，黑色的碳素堆积在地面上，左手边一望无际都是炭黑色的火山岩，是沉睡许久的死火山，坚硬而充满沧桑。右边则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树林，满眼的落叶松和白桦树葱葱郁郁。树林之中和黑岩之上，不时有吼叫声传来，令人惊惧。熔火之心中的野兽被火山的造诣所影响，都发生异变，成了凶残可怖的妖兽。除了肉眼可见的一些身影，还有一些隐藏在树丛中的，如果一不小心就会被包围。这么宽阔的地带，我当然要打破记录，拿奖励了。江疏宇召唤出了141个亡灵傀儡在身边，半个不少。之前被斯希娜打伤的几个，现在已经彻底恢复了。去吧！亡灵傀儡迈着笨拙的步子，在嘎吱声中散开，入侵熔火之心。2种将军级妖兽率先冲了出来 ，LV21 的熔岩巨虎和 LV22 的夜火豹，肉身力量都是2000上下。夜火豹即使有了变异，敏捷依旧是强项，不过和亡灵傀儡的7400均等数据相比，完全没眼看。亡灵傀儡冲入副本，如狼入羊群，一路上横冲直撞，每只妖兽最多3剑，直接斩杀。击杀 LV21 熔岩巨虎，经验加7500，获得虎牙星号5；击杀 LV22 夜火豹，经验加8750，获得豹骨星号4，经验值稳步提升。跟在傀儡后面，江疏宇在危险的熔火之心中如履平地。这里的妖兽虽然不少，可是太分散了，江疏宇甚至懒得让亡灵傀儡们去吸引，不如直接杀过去，反正不用技能3件一个，用了1件一个，效率不算低。甚至江疏宇走得慢悠悠的，差点跟不上亡灵傀儡的速度。后来江疏宇几乎都是一路小跑。这个副本里都没有元帅级妖兽吗？一路推进，遇到的都是将军级妖兽，亡灵傀儡围上去就是一顿乱杀，直接灭掉。江疏宇甚至连枯骨烂炸都来不及用，等他赶到时，战斗早就结束了。怎么感觉这个副本比起玄宇城采石场副本还简单？唯一的缺点就是副本地图太大了，没有任何方向提醒，他都差点迷路了。
随后他选择一直沿着火山岩与白桦林的交界处走了30分钟，终于到了副本尽头。这里有一片火山温泉，有一个泉眼汩汩流淌，几只体型庞大的黑色尖晶石样貌的妖兽正在温泉边上打盹。豺狼虎豹他都见过了，在熔火之星中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慵懒的妖兽群。这些妖兽还真是划水，竟然聚集在一起度假，游戏策划真是个人才。也许其他修士都只当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妖兽，可是他却知道这些妖兽原本都是数据而已。眼前的几只黑岩兽和桦树妖组在一起，尤其黑岩兽的体型可用庞大形容。虽然有些无语他们的划水，可在江疏雨眼中，他们依旧是惊艳而已。亡灵傀儡不带丝毫犹豫冲了上去，没有什么艺术感，依旧是最为简单粗暴的围杀，甚至都没给江疏雨使用探测术的机会。这些划水的妖兽都已经倒在了亡灵傀儡的破剑之下。轰！温泉中升腾起漫天的雾气，一只龟身蛇尾的妖兽出现，背上的几个螺纹就像沉寂的火山口，蛇尾之上鳞片幽深，还有倒刺。这个妖兽巨大异常，温泉水从它的背上哗啦作响流下。吼 ！LV23 赤炎玄龟，王级妖兽，横空出世，防御力极高，远超亡灵傀儡，比起 LV30的斯希纳还要高，但也就仅此而已。它的力量稍弱，但也不容小觑，同样能对亡灵傀儡造成不小的伤害。看来是玄武的雏形啊，不，应该是一种幼崽。在他喃喃自语的时候，亡灵傀儡已经围了上去，破剑落在龟壳的螺纹上，却是金属的声音。玄龟张开嘴巴，推，刚才没见有什么实力强大的队伍进本啊，到底是何方神圣啊？大阵外面的人纷纷涌了进来，幸好大阵足够宽广，在容纳了数百人后，依旧有许多空地。在熔火之星副本上，一个面板正散发着金色的光芒，抓住了所有人的眼球。一个崭新的记录已经出现在了上面，上百双眼睛，无一人敢相信。咕噜，有人手指着光幕上的新纪录，一脸难以置信。这真的假的？大阵坏了吗？一个人打爆了困难级，虽然只是 LV21的低级副本，可也不是一个人能刷的呀。这都不是重点好吗？重点是，他一个人才用了55分钟，碾压了3年前的最高纪录。我看这个叫江疏雨不应该是鬼秀，应该是鬼才。话说有人听说过鬼修亡灵师吗？所有人都茫然的摇头，不知道哎，应该是新进门的师弟吧。赞同，肯定是师弟，从没有听说过这个修炼之道，难道是传说级的？议论声中，江疏雨出现在了副本门口。哎，快看快看，他出来了！师弟，敢问你是怎么做到的啊？是啊，师弟，虽然也有人可以独身刷困难级副本，可你竟然能做到又单刷又能破纪录，好厉害啊！江疏雨被一帮人围着，抿着唇不发一言。这是什么情况？他想着，不明所以的抬起头，看到了头顶的面板。嗨，原来是这个！他朝着众人抱拳后，立马刷贡献值，消除冷却时间跑路。在众人眼里，只看见了一个腼腆的背影仓皇离去。小师弟又进去了，好害羞啊！有人挠挠头，又是一个人吗？他不累，散了吧，大家都别围着了，这阵仗会把孩子给吓着的，人家才 LV23呢。七就是某些人都快 LV40了，还舔着脸求小师弟带，还要不要脸？议论声渐渐散去，众人都选择走开了。林锦也在人群中，他的脸上是挥之不去的震撼，真是太夸张了。看来这位师弟在试炼中获得50功勋点的事情是真的。刚入副本，江疏雨腰上的弟子牌就发来一个提醒：创造熔火之星副本新纪录，获得1000贡献值5功勋点，仅可获得一次。江疏雨微微一愣，原来打破纪录除了有贡献值奖励，还能获得功勋点，可惜只有一次机会。不过这样也合理，不然就有 bug 可以卡了。而且有经验的队伍完全能把握时间，每次都快上几秒，那就可以不断创造新纪录，刷取大量功勋点了。圣地自然不可能留下这样的空子。不管如何，能获得功勋点已经收获了意外之喜。江疏雨只想练级，单纯的练级。亡灵傀儡已经冲了出去，141个亡灵傀儡再次如狼入羊群，横扫熔岩之心里的妖兽。有了上次的经验，这一次他径直在黑岩和桦树林交界处奔跑，速度更快。仅仅20分钟，江疏雨已经到了副本尽头的温泉。亡灵傀儡一拥而上，眨眼间温泉旁就多了好几具尸体。哗啦，最终 BOSS 赤炎玄龟从水潭中爬出。轰轰，掀翻玄龟！枯骨烂炸使出后，他立马丢出魂火。赤炎玄龟一声惨叫后，四脚朝天，露出防御最薄弱的部位。温热的泉水被炸上天空，顿时又少了许多，而赤炎玄龟也被炸得遍体鳞伤，魂火灼烧着他的灵魂。亡灵傀儡早就准备好了破剑，再次冲上去乱砍。从没有人会用这种打法，因为没有哪个修士能拥有这么多的召唤生灵，更何况以赤炎玄龟的体型与体重，想掀翻他根本不可能。雷霆万钧，无数破剑的剑刃锋利无比，落在他的柔软之处，鲜血如喷泉般冲到半空。这次比上次不知道顺利了多少，就连江疏雨都有点恍惚。仅仅1分钟，赤炎玄龟已经一命呜呼。击杀 LV23 赤炎玄龟，经验加187-500，获得成级玄龟长弓，低级授核。副本大阵中3道洪亮的钟声再起。刚走出副本大阵不久的人再次跑了回来。啥情况？怎么又有新纪录了？怎么还是熔火之心？那孩子要逆天啊！我是不是在做梦？快掐我一手！我怎么看到了2刻钟不到的记录？新榜的闯关时间是之前保持了3年多的记录，
而且还是5个人组队，在配置近乎完美的情况下创造的，记录被彻底碾压。可江疏雨是单枪匹马创造出来的，其他人根本难以想象的记录，完全不给人留活路。我要撞墙，我敢打赌，师弟这个记录100年无人能破。什么100年？呸！我看500年都不一定有人能打破。你们说他会不会去刷别的副本，创造新记录啊？你这么一说，还真有可能哎，真想不通，熔火之心最后的那只老玄龟他是怎么打的？那么让人想吐的防御他居然能短时间解决。他的修炼之道是鬼修亡灵师，会引元素攻击很正常吧？只不过太快了，我以前和人打这个副本，光是玄龟就花了1小时。经过这2次副本经历，江疏雨也看到了亡灵傀儡的缺陷。AD 虽然很强大，但不是万能的，如果遇到一些物防极高的妖兽，作用就会大大减弱，甚至完全没用。魂火可以弥补不足，不过对付 BOSS 时效率太低，受限于精神力。鬼修应该不只有亡灵傀儡才对，但如果要我召唤鬼的话，江疏雨突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算了，看缘分吧，万一是小倩呢？加油攒经验值，等到了 LV24就买点功法卷轴，看看能不能获得新技能。在那之前，他不打算再使用功法卷轴，第1阶段开的技能即使还有功法卷轴，也不如之后开的效率高，还不如等时机一到成批开。他的修炼之道太过特殊，没办法和别人一样用其他方法获取技能，功法卷轴是他的唯一出路。江疏雨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可以有多少技能，一点参考都没有。初级技能还好说，10万灵石的初级功法卷轴也不算贵，但是中级暴增到了1000万就有点吓人了。走一步看一步吧。江疏雨出现在了副本外，再次被包围了。不过这次大家没有像上次那样，大家都冷静了很多。师弟，请问你能透露一下你是怎么杀的赤炎玄龟吗？是啊，师弟，为什么你能打得这么快？有没有什么诀窍啊？各位师兄师姐，请问你们是怎么打的？直接丢技能啊？有什么奇怪的吗？一个大高个明显是体修的师兄疑惑的挠挠头。江疏雨一时摸不到头脑，难道这些人打玄龟的时候忘记他是龟了吗？许多人虚心请教，江疏雨没有藏私的理由，把它翻过来不就可以了？翻过来，众人的瞳孔肉眼可见的睁大，顿时醍醐灌顶。对啊，玄龟的龟壳硬，但肚皮是软的呀！天啊，我们都没想到。师弟，你真的太机智了，江师弟果真厉害，竟然能想到这么好的办法。在众人的议论声中，江疏雨已经消失在了副本前，重新刷了一道。因为他的思路启发了不少人，也有不少圣地弟子兴冲冲的赶紧找人重新刷副本，想试试能不能打破个记录。第3次刷本过后，江疏雨并没有迎来想象中的光柱，于是无奈的再进了一遍。那些个师兄师姐们都快被熔岩之心的新纪录搞麻木了。终于升级了 LV24， 我是不是打得有点快了？不过也正常，试炼提供给我的经验太多了，等离开副本大阵我就可以炫技能了。在散落的人群中，江疏雨若无其事的在大家的注视下走进了另一个低级副本 LV25 汨罗之海，等级限制 LV22 到 LV28， 这是最后一个低级副本，也不知道能得多少功勋点。还没进去，他已经想到破纪录的事情了。他猛然摇头，不行，不骄不躁，戒骄戒躁，谨记。再次给自己强调了一遍后，他才刷弟子牌，选择困难级走了进去。贡献值10，海浪的声音冲刷到他的耳边，顿时心旷神怡。脚边的沙子还有阳光的余温，此刻正是黄昏时分。海浪还冲上来了一些贝壳与海螺，真实万分。江疏雨忽然有一种冲动，想要脱下鞋到海滩边冲一下脚丫子，感受那细软的沙。等等，我在打副本。他略微一蹙眉，这才发现周围并没有什么妖兽。这是要我打什么？他带着一帮傀儡在海岸线边上走了一会儿，看向沙滩尽头的椰子树。难道是在那边？他刚想让亡灵傀儡过去试探一番，汨罗之海突然海浪翻滚，大有冲上沙滩的趋势。江疏雨立马让亡灵傀儡带着自己跑路，一路跑到了椰子树林边上。海浪果然落了下来，砰，哗啦！海浪退去之后，沙滩上出现了许多巨型贝壳和站立起来的鲨鱼。江疏雨眼角一抽搐，这是什么天才策划想出来的出场方式？但不等吐槽完，148个亡灵傀儡早就随着他的心意冲了上去。双方交战，击杀 LV25 沙可妖，经验加11250，获得鱼鳍星号5；击杀 LV23 海蚌精，经验加10000，获得珍珠星号6。不断有小面板凭空跳出，亡灵傀儡们纷纷陷入战斗状态。这一批妖兽很多，而且十分密集，从经验上看是属于将军级的妖兽。江疏雨索性坐在了沙滩上，看着前方的混战。他突然觉得自己是来度假的。正在纠结要不要烤土豆吃的时候，他背后的椰子丛林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他立马站了起来，回头望去，只见数不清半人高的椰子举着一把刀冲了过来。汨罗之海像个儿童副本一样，江疏雨心里有了定论。转眼间，数百个椰子妖已经把江疏雨围了起来，两只眼睛瞪得滚圆，气势汹汹。LV22 椰子妖的属性全都只有200多，比起同级妖兽来根本没眼看，但是数量多啊！如果是其他人组队来，估计也觉得麻烦。江疏雨突然想起汨罗之海排名前3的队伍，至少都带着2个 AP 伤害的修士，他们都有极强的群攻技能，应该就是为了应对眼前的情况。汨罗之海和熔火之心2个副本排名第1的都是同一支队伍，好像花了1小时多点，而且也已经保持3年了。江疏雨心中想着，手掌上的魂火已经飞出，火焰落入了其中一个椰子妖的脑海里，瞬间椰汁全部被烧干了。椰子妖还未叫出声来，
便神魂俱灭，只剩下椰子可在地上。20倍增幅后的魂火足以秒杀同级的普通妖兽，更何况小蜘蛛的防御才250，比起同为 LV22 的普通妖兽还要弱小。江疏雨利落的让亡灵傀儡将那个小椰子丢了出去。砰！剧烈的爆炸波及了整片沙滩，惊呆了整个汨罗之海。沙滩上没被炸到的海蚌精和沙可妖明显都顿住了一瞬，又继续和亡灵傀儡交手，不被虐杀。但这里的战况似乎惊醒了海中无数的小妖兽，不用海浪助力，他们已经爬了出来。砰砰，又连着2声，许多椰子树无辜倒地。等他再次坐下的时候，耳边已经清静无比，身边已经不存在活着的椰子妖了。江疏雨直接无视了身边的数百个弹窗，击杀 LV22 椰子妖，经验加625，获得椰之星号2。每只椰子妖只能提供几百经验，但积少成多，20个就超过了那些海蚌精和沙可妖。何况刚才那一波至少有500只椰子妖，相当于一口气杀了20来只同级的将军级妖兽。血赚！江疏雨眼睛发光，觉得刷本无聊的脸上难得露出喜色。他已经发现，分布在沙滩上的亡灵傀儡现在正在解决的都变成了更小的扇贝妖。这些扇贝妖都是被刚才的爆炸声引出来的，经验泉水啊！江疏雨感叹起来。可还不等他感慨，他的脸色就微微变化了。在副本大阵里的一帮人见着江疏雨进了汨罗之海副本，这个师弟不会又要打破记录留名了吧？不好说啊，不过那个副本是真的福利副本，如果不是我已经超出了级别限制，真想再去多刷几遍。所见略同，汨罗之海可是洞天福地，可以赚到大把灵石。此言差矣，除了灵石，你忘记了还有大把经验吗？虽然每个椰子妖和扇贝妖的经验不多，可加起来还是很吓人的。许多 LV25 以上的副本经验都不如汨罗之海。经验还不是要看人，如果不会群攻技能，那就贻笑大方了。众人在外面讨论着，同时带着期待。只见亡灵傀儡身上爬满了扇贝妖，接连受到伤害。他们正用自己的壳咬住亡灵傀儡，死死不放。伤害不高，但数量多，可以密集分布，就像亡灵傀儡打别的大型妖兽一样。眼看亡灵傀儡的血条在慢慢下降，江疏雨的第一反应就是想收回他们，但是椰子妖爬在亡灵傀儡身上，竟然没办法收回。亡灵傀儡没有群攻技能，手中的破剑到处乱挥，能砍死一个扇贝妖就算运气好了。杯水车薪，回来！江疏雨心中微动，命令亡灵傀儡往回跑。如果再不离开，肯定会被扇贝妖吃干抹净。亡灵傀儡的钙元素那么充足，岂不是送上门的珍珠材料？亡灵傀儡带着满身的扇贝妖跑了回来，在他们身后还带着数不清的扇贝，还有海蚌精跟沙可妖。亡灵傀儡随他征战副本不知道多少次，一路横推无敌，砍瓜切菜般把大量妖兽斩于剑下。如此狼狈逃跑还是第一次，竟然在这个儿童副本里栽了跟头。江疏雨越发觉得亡灵傀儡还是太过单一了点，属性虽高，但缺点也不少，局限性太大。如今只能期待开功法卷轴的时候有新的技能出现。一只亡灵傀儡最先出现在了几十米远的地方，江疏雨抬起手掌，轰！剧烈爆炸声中，亡灵傀儡身上的扇贝妖死得一干二净，他身边的战友身上的扇贝妖也被炸倒，成了烤扇贝。接着不断有亡灵傀儡返回，爆炸声不断，整个汨罗之海晃动不止，防点随时会来一场海啸。江疏雨使用枯骨烂炸一路推进，经验稳定向上爬升，呈直线趋势。他确实如那些师兄师姐所猜测的那般，已经在里面杀爽了，应该说是爆爽了。枯骨烂炸接连丢出，一有海浪出现，就让带着扇贝妖的亡灵傀儡跑进去，继续用枯骨烂炸。海浪落下来的时候，早就没有了活物，无数经验和掉落物品成堆进入虚空收纳域。眼看海浪来袭的速度这么慢，江疏雨有些嫌弃的直接让亡灵傀儡分成2波，一波去椰子林，一波掉进海里。只要一有经验提醒，他就把亡灵傀儡收回召唤空间，然后再从沙滩上放下去。椰子林的继续按照陆地打法，完全没有问题。江疏雨现在力争不放过任何一只妖兽，他并不清楚别人都是清理完海浪送来的妖兽，直到 BOSS 出现打完就撤退，但是他却是要把整个副本的妖兽存货都清一遍，灵石掉落物品全部统统捞走。时间1分1秒过去，1小时后江疏雨依旧没有出来。外面还在观望拿到最新情报或者打法的众人有些失望，但也有不少人觉得这才正常。之前江疏雨打破记录是因为找到了新方法，现在在汨罗之海里的表现才正常。就算不能再创辉煌，但人家能单刷困难级已经很厉害了，好吧？对啊，小师弟是一个人打的。你们说的也对，但话说回来，汨罗之海副本有些特殊，一般级和困难级的区别不像别的副本那么，至少椰子妖和扇贝妖的实力是一样的，只不过数量会多一点。散了吧，别在这几招了，这次没有新记录了。林景看着副本入口，听着他们讨论，却隐隐觉得有什么蹊跷。虽然没有理由，可他就是这么觉得。副本里，江疏雨总算把整个副本都扫荡得一干二净，椰子妖和扇贝妖都清理完了，现在椰子林的边界和浅海湾的边界都没有了，不知道 BOSS 在哪里。他思索起来，此时他的经验已经增加了20%多，而且还仅是第一次不太熟悉的情况下完成的，效率真的算非常夸张了。而且 LV24 之后所需要的经验值本身就会增加不少，总体算下来是熔火之星那边的好几倍。BOSS 该来了吧？话音刚落，暗潮汹涌的海底似乎有什么异动，江疏雨的一个亡灵傀儡刚好在附近，里面的海沟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准备出现。江疏雨眼疾手快，立马将亡灵傀儡收了起来。不到10秒，海沟中的异动急剧变化，冲到了海面上。哗！
巨浪滔天，蓄势待发。江疏雨皱眉看着眼前的巨浪，不知其中会有什么。一个人身鱼尾，但耳边有鳃，背部有一大个还在扇动着的鱼鳍生物出现，像美人鱼，却又不是。LV26汨罗海妖，王级妖兽。原来这就是 BOSS 啊！江疏雨心中一动，整整141只亡灵傀儡应声而出，挥着破剑冲了过去。汨罗海妖的攻击比起赤炎玄龟更强，速度也更快，不过相应的防御更弱，拥有3个技能：冰术、腐蚀和浪袭。看到亡灵傀儡之后，海妖立马发出攻击，几道水流在半空中化为冰锥，朝着他们刺去。亡灵傀儡们反应迅速，可还是有几个没有避开，被从天而降的庞大冰锥击中。冰锥固定住胸腔位置，将傀儡冻结在地上，冰锥没有一点破碎的迹象，就算用破剑去砍，都要砍好几下才能出现裂纹。汨罗海妖连续数次继续丢出冰锥，困住了好几个亡灵傀儡。其他的亡灵傀儡向后退到江疏雨这边，汨罗海妖乘胜追击，尾巴踏在海浪之上而来。见状，已经稳稳踩在沙滩上的亡灵傀儡们突然高高跃起，一跃10米高，往他身上招呼过去。汨罗海妖迅速后退，想要避开，眼前忽然闪过一道蓝光，没入脑海中。海妖顿时发出一声惨叫，艰难地按住自己的鱼鳃。没过一会儿，海水中原本看不清的倒影突然清晰起来，化为一个蓝色的身影，环抱住汨罗海妖。是江疏雨加入了战斗，打断了汨罗海妖的行动。而亡灵傀儡们也顺利跳到汨罗海妖的鱼尾上，同时发动技能雷霆万钧。汨罗海妖的防御远不如赤炎蛇龟，面对亡灵傀儡的猛烈攻击，一下子受伤惨重。他疯狂挣扎着，漂亮的鱼尾不断来回扫荡。所拿的3叉戟上的鱼头突然张开嘴巴，里面喷出一道深蓝色的液体，浓稠无比。江疏雨一看就感觉这东西就知道是腐蚀技能的液体，但他没想到这液体落在亡灵傀儡身上，竟然会发出呲啦声，还有阵阵青烟飘起。佛了，居然能破傀儡的防御，看来要速战速决了。江疏雨心里盘算着，亡灵傀儡的攻击更加猛烈起来。与此同时，他也不忘使用魂火。值得庆幸的是，汨罗海妖的伤势越来越重了。啊！他终于发出一声尖叫，整条鱼尾猛地缩起，开始猛烈朝着一个方向深深地钻入，像一个大铲子一样将海水卷了起来。原来浪袭是这个意思。江疏雨刚点头，就惊觉自己忘记把亡灵傀儡们收起来了。汨罗之海中的海水顿时又被掀了起来，亡灵傀儡纷纷被波及，而不知道那浪花里有什么，他们的骨头上竟然出现了裂痕。看来这个技能威力不小。汨罗海妖风驰电掣，在打伤亡灵傀儡后，迅速找到了应该攻击的目标，朝着江疏雨冲了过来。亡灵傀儡之一迅速来到江疏雨身边，抱着他高高跃起，避过汨罗海妖的袭击。海浪下落之后，亡灵傀儡终于再次围了上来。亡灵傀儡虽然都受了伤，骨头上布满裂痕，可并不影响他们的攻击力。江疏雨并没有担心，一及时的亡灵傀儡被揍以后，那才叫凄惨，更像垃圾堆里捞出来破烂的一样。现在算好多了。其他亡灵傀儡们继续冲上去，使用技能攻击。汨罗海妖疼得惨叫起来，开始向后退去。伴随着一道尖锐的声音，整个海面越发不平静起来，一个个不知道从哪里诞生的新的扇贝妖钻了出来。这些扇贝看得江疏雨心中激动，我的天啊，这又是从哪里召唤出来的？算了，先收割了再说。这样给我送礼，不好意思不收。他给自己做完心理工作之后，立马丢出魂火，收了一只扇贝妖，然后再施展枯骨烂炸。整个沙滩上一只只扇贝被炸飞，然后掉在地上，十分壮观。砰！直到江疏雨精神力近乎耗空，爆炸声才停了下来。汨罗海妖摇摇欲坠，美丽如海般湛蓝的鱼尾上满是碎掉的鳞片和鱼肉。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自己怎么就被炸成这个鬼样子了？在他迷茫的眼神中，有亡灵傀儡上去补了最后一刀，击杀汨罗海妖，经验加237500，获得黄级武器汨罗海叉，低级兽核。江疏雨的经验值迅速往上飞升，还差一节，完整的一次可以提升30%的经验，收获满满，只是太费时间了，用了2个小时，没法打破记录。下次来要直接打穿副本才行，至少把这个副本的贡献值和功勋点拿到手。江疏雨离开了副本，经过2小时，副本大阵内的人已经不多了，不像之前他创纪录时那般人满为患。师弟终于出来了呀！这次打完副本了吗？就算没打到 BOSS 也没关系，毕竟这个副本的妖兽有点多，一个人打很累的。几位师兄师姐都好心，大家都是玄武圣地的弟子，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组队刷本，得留下好印象，所以平时见面也比较友善。江疏雨轻声说道：“谢谢各位师兄师姐，我通过了。”什么？通过了？众人傻眼了。江疏雨点头：“是的，厉害啊，师弟！你竟然可以一个人刷困难级的汨罗之海。这个副本虽然看起来有点清澈的愚蠢，但经验和掉落物都很多，其实刷起来难度不低的。那么多妖兽，也只有你这样的群攻修士才能单刷了。进步了2个小时，我真棒！”林景见到江疏雨安然无恙，不禁松了口气，走到他面前：“师弟，你能平安回来就好。”他来的正好，江疏雨刚好有问题要问他：“师姐，请问你知道哪些副本的经验多点吗？”他原以为副本中经验多少基本上都是以等级来定的，等级越高的副本经验自然也就越多，但事实并非如此。LV21的熔火之心和 LV25的汨罗之海仅仅相差4级，但经验相差将近4倍，而且在自己熟练后，下次的效率还能再次提升。林景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汨罗之海副本又被人称作经验福地，25级以下的副本里就属他经验最多了。江疏雨赞同的点头，这个别称取得好。妖兽的数量庞大无比，
每只椰子妖和扇贝妖的经验都不算多，可加到一起就多得吓人。林景忽然又开口，可在我看来，其实并不能这么算。如果在忽略贡献值消耗的情况下，汨罗之海的经验其实不算多。哦，江疏雨想了一下，明白了林景的意思，经验高是基于妖兽数量，但找妖兽是需要时间的。他这次用了2小时才打通副本，看似经验很高，将近熔火之心的4倍左右。可他打通一次熔火之心，快的话只需要20分钟，刷一次汨罗之海足够他刷4次熔火之心。同样的时间获得经验值算下来，似乎是熔火之心更高。汨罗之海被称为经验福地，关键在于贡献值。反复刷一个副本需要不断抵消冷却时间，像这样的初级副本入场才10贡献值，而抵消时间却需要40贡献值。谢谢师姐。江疏雨真心感谢这位林景师姐。林景连忙摆手，不用那么客气的师弟，反正你早晚都会知道的。他看得出来江疏雨似乎不是很在意贡献值。江疏雨没接茬，继续发问，那请问师姐有没有什么刷起来快经验还很多的副本？虽然他觉得这样的副本应该不多，但还是问一嘴。林景拖着下巴思忖起来，过了一会，忽然双眸放光，你可以和人一起去荒芜雪原团队副本啊。副本大阵里有3个特殊的副本，2个团队副本外加1个100人副本。团队副本需要40人组队才能完成，100人副本顾名思义需100人以上才行。如果装备精装等级足够，那么团队副本的人数也可以缩减到30人甚至是25人。所以弟子们自发组织弄出了一个赚贡献值的行当，陪练。付了贡献值的不需要动手，而团队副本里妖兽多，升级速度很快。林景继续说道，圣地怕我们出危险，对副本的等级要求限定很严格，不过团队副本是个例外。荒芜雪原是 LV31 的团队副本，从 LV25 开始就可以进去，最高可以达到 LV36， 到时候你可以去事务中心找一下团队，付贡献值会有人带你历练的。毕竟副本级别越高，一个人打就越困难，而且也会更危险。江疏雨也能明白他的好意，轻声道谢。谢谢师姐。林景莞尔一笑，没事，拿钱办事吗？时间不早了，师弟你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对了，这是我的灵犀，以后有什么不懂可以再问我。他将灵犀拨到江疏雨脖子上的玉简后，便使用传送符离开了大阵。此时天色已晚，江疏雨才注意到已是晚上10点了。经过一整天的战斗，不得不说他也有些疲惫，长时间战斗带来的疲惫是无法立马抹除的。虽然今天升到了 LV24， 可是并没有什么反馈。还有一点，亡灵傀儡在刚才那一战中都受了伤，伤得不重，但想要完全恢复也需要时间。明天再来吧，过犹不及，反正明天肯定能达到要求了。触发传送符，他离开了副本大阵。夜里的圣地静悄悄的，这条路上只有弟子们训练的波动。江疏雨慢悠悠走在回洞府的路上，没想到来到圣地才2天，就已经发生了这么多事。不得不说，这样的生活比起宗门要精彩刺激得多。在宗门学习的都是修仙界的基础知识，对于觉醒后的知识大部分都不会传授，即便在藏书阁他也找不到多的资料，因为宗门并不知道弟子们在觉醒后会走哪个修炼之道，术修、法修还是凡修。只有觉醒后才会更多的接触到更深层次的那些东西。不过像武器大师、药师这种凡修，可能终生都不会踏进副本一步，这一块严格进行了分层。当然不排除别人也有外挂或者金手指的情况。等过些天，各郡被玄武圣地选中的修士都会过来，到时候圣地会统一安排长老们授课，该知道的到时候都会知道。他并不着急。行到半路，江疏雨身上泛起了升级的光芒，他才突然意识到这是迟到的升级光柱。姓名江疏雨，职业鬼修亡灵师，为1，等级24 86.30%， 力量480，敏捷480，精神1800，体质480，芥子空间141240，亡灵傀儡。天赋全技能加成 LV3， 为1性。被动技能伤害转移。主动技能魂火 LV24， 召唤亡灵傀儡 LV24， 枯骨烂炸 LV2。全技能加成 LV3， 所有技能增幅 3000%。伤害转移，宿主本身所受到的所有伤害都由召唤生灵承担。魂火，燃烧目标的灵魂造成灼烧的持续伤害，伤害根据使用者的精神力和技能等级而定。召唤亡灵傀儡，召唤一只黄级亡灵傀儡。枯骨烂炸 LV2， 用精神力引爆死亡的血肉之躯，对2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枯骨能量 20% 的伤害。影子纠缠 LV1， 将范围5米内敌人的影子化为实体，将敌人的速度拖慢1分钟。神级天赋全技能加成是他最重要的一项能力，是他强大的根本。此时全技能加成天赋达到了 LV3， 增幅也从20倍变成了30倍，不可谓级别越高越夸张。当然魂火的威力更大了，原本这就是个攻击力极高的单人 AP 对线技能，现在经过30倍增幅后，想要锤爆妖兽分分钟的事，还能精准打断 BOSS 技能。还有非常重要的枯骨烂炸，依旧是 LV2， 但范围在增幅之后达到了60米，伤害也变成了6倍。影子纠缠技能也得益于天赋升级，范围达到了150米，减速效果达到 150%， 持续时间高达30分钟。最后江疏雨打开了亡灵傀儡的属性，达到 LV24 后，亡灵傀儡从橙级变成了黄级，属性肯定增加不少。之前经过增幅，亡灵傀儡的属性都是7800，真实属性其实是390，和普通妖兽差不多。
可亡灵傀儡数量足够多，即使没有天赋增幅，打妖兽依旧很轻松。毕竟是几十人打一个，怎么看都是欺负对面。可现在浑身黄色光芒的亡灵傀儡站在面前，比成吉时高了一点，骨头终于顺滑了点，没了那种残破的感觉，更像阳光男孩了。而他们手中的破剑也更锋利了些，如精心打造出来的武器一般。各种变化都无一不在告诉着江疏雨，我变强了。黄级亡灵傀儡现在的4个属性全都变为了11700，超过的5位数。黄级亡灵傀儡，雷霆万钧 LV2， 对目标造成自身力量3倍的伤害 ，CD 10分钟。江疏雨看到这些的时候，手脚都有些发麻，再次被震惊了一把。基础属性是390，并不高，最厉害的还是那个天赋。黄级亡灵傀儡，一个得花多少精神力？江疏雨的脑海突然警铃大作，他试着召唤了一个，精神力瞬间掉了一大截，1800的精神力瞬间少了360，他的眉头不自觉地挑了起来，和表情包一样。之前是240啊，怎么就360了？能不能再坑一点？哎，算了，修真界没有道理可言，看来要去弄点加精神力的装备了。一次5个，跟之前比起来锐减，要把芥子空间填满，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江疏雨决定明日就去交易集市看看能不能买到合适的东西。对，还有功法卷轴。回到小院之后，他召出5个傀儡扔进了芥子空间，亡灵傀儡数量达到了156。片刻后，若有若无的呼吸声响起，江疏雨入定了。在玄武圣地的一个秘境之中，有3人正对坐而饮。蓝晨星眼含笑意，如何？我就说这小子不错吧。李靖坐在他对面，呵呵，是不错，一个人竟然单刷3轮蛇人族副本，把今年的3枚蛇人之心都拿到手了。不仅如此，还狠狠打了九湖大陆的脸，踩了那个傲气的神符师一脚，也让藏阳峰的那帮小家伙看清自己的实力。别以为有圣地培养就了不起，总是看不起整个大陆首席，这次终于被打脸了吧？李靖一脸不怀好意，说话时还看向一旁的周正贤。周正贤作为藏阳峰的峰主，他的弟子被打脸，自然没什么想说的。他不禁哼了一声，不理李靖。蓝晨星在一旁呵呵笑着，其实我把他塞进这次试炼，也是想看看这小子的实力。这小子太拘谨了，一点都不好玩。李靖的鼻尖凑在子边，深深吸了一口，品了口茶。那小子的天赋是什么？你问过没？问了，是加成类的，但具体能加多少我没问，估计。李靖一脸古怪，放下了茶杯。蓝晨星轻飘飘的无视掉，这可是人家的秘密，你的我有问过吗？要是有人成天抓着你不放，问东问西，你烦不烦？听到这话，李靖的脸瞬间臭了下来。那我估计得问候他祖宗18代，不问了不问了。不过这孩子的天赋确实不错，如果他的技能足够强，再加上这个天赋，有前途。哈哈，我也觉得这孩子有前途，而且他姐姐江疏离，你们猜怎么着？蓝晨星故作神秘，吊足了2人的胃口。你快说啊，跟我们这些老朋友还玩这种，快说。蓝晨星捂着嘴偷笑了一下，就道：如今江疏离已经是神道峰的弟子了，而且还被老怪物看好，正倾尽全力栽培。李靖和原本臭着脸的周正贤现在一脑子的问号。你说的是真的假的？这2姐弟不得了啊，要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圣地接受资源倾斜，恐怕现在已经横压同年龄的修士了。李兄，注意你的措辞，把恐惧去掉。蓝晨星扑哧笑出声，人家2姐弟这前后1年时间才接触修炼，已经横压那帮小兔崽子了。李靖被噎到了，周正贤欲言又止，最终叹息一声，真是可惜，若是早点发现这2个宝贝，我人族之力又会再壮大一番。蓝晨星安慰道：哎，现在发现也不晚嘛。几人在秘境中叙旧，而江疏雨这边也迎来了陈阳撒谋。时间过得真快啊，当务之急是升到 LV25 接任务，等到了25再去买功法卷轴和武装也不迟。此刻他的精神力恢复满满，留着使用魂火。言罢，他从储物阵法中取出了一些百里奚之前放在他这里的食物，填饱肚子之后，他直接触发了传送符，进入了副本大阵。这里一如既往的热闹喧嚣无比，此处几乎很少有大封弟子，只有普通弟子和各封弟子混杂在一块，虽然都是圣地弟子，但却有些泾渭分明。普通弟子们都是在宗门学习时间足够后，觉醒之后参加大考进入圣地，但是各封弟子不一样了，他们大多数人都拥有着雄厚的背景，来自家族的修炼血脉，自小就觉醒了各自的修炼之道，自此得到了不少的资源培养，因此他们才能在同样的年龄等级已经远超普通弟子，甚至其他人在参加大考的时候，他们基本都超过了 LV25 甚至更高。当然了，百里奚是个例外。言归正传，这也是他们自傲的原因，以至于其中的一部分人尤其看不起普通弟子，比如苍梧那种都不觉得大陆首席有什么了不起的。但确实，以往的大陆首席和郡首席刚踏入圣地之后，确实没有他们的实力强横，不仅启蒙晚，等级低，所知道的东西也欠缺太多，甚至都没有临时买装备和功法卷轴。幸好圣地足够公平，鼓励弟子们积累贡献值，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此一来，他们的理论知识和实践都得到了大量提升，2-3年之后就会改善弟子的良莠不齐的情况。普通弟子中，但凡优秀的修士都可以拜入一峰，成为内门弟子。当然了，不够优秀的依旧是普通弟子。这样，真正的天骄和普通的天才又被划分了一个层次。江疏雨早就想明白了这件事，对于苍梧这种莫名的傲气和敌意，他一点都不在意，只要不影响他成为强者的路就好。更何况，他也从未想过和除了熟悉之人外的修士搭伙，他更喜欢单枪匹马独享经验。
踏入大阵之中，他直接走到了汨罗之海副本入口，正好冷却时间已经结束了，节约了一点贡献值。困难级。进入副本后，亡灵傀儡立马被放了出来。汨罗之海和上次来时一样，看来是固定副本。那么我直接让亡灵傀儡们下海闯椰子林，完全可以在半小时内解决。江疏宇只略一估算，心中就有了分寸。146个亡灵傀儡刚好分成左右两波，2个留在他身边随时观察。椰子林中的亡灵傀儡已经吸引了不少椰子妖，他们举着小刀冲了出来，十分可爱。但江疏宇的眼里只有经验，没有男人的少女心。于是，一个魂火飞出，半人高的椰子妖横死当场。砰砰，接二连三的爆炸声震耳发聩，瞬间席卷了整片靠近椰子林的沙滩。这里的最先解决完之后，江疏宇就走到了海边。要做到效率最优化，只能让亡灵傀儡先下海吸引仇恨。他们散发着黄色光芒的身躯在海底游啊游，速度快得令鱼好奇。大陆架上的扇贝妖甚至跟着沙可妖和海蚌精一起出动了。只是扇贝妖游的速度，2个扇贝壳扇啊扇的，速度无法吐槽。江疏宇终于明白，为什么第一次他来汨罗之海的时候，最先看到的是海蚌精和沙可妖了。海蚌精和沙可妖群居的地方比较近，因此他们都直接搭载沙可妖上岸。江疏宇无奈的摇摇头，索性让一部分先上岸的亡灵傀儡抱着沙可妖的遗骸回到海湾底部，然后丢出枯骨烂炸。海底的爆炸效果不如半空中那么好，水压太大，阻挡了这股冲击力。但幸而他的全技能加成天赋现在可以翻3倍，所以和之前比起来并不受影响。整个汨罗之海里都是水流的冲撞声，还有轰隆声。黄级亡灵傀儡完全不受影响的被水波冲开，又抱起几个挂掉的扇贝妖，四处寻觅下一个扇贝群居地。能防火、防腐蚀、防水，真好。这次数据都上万了，遇到汨罗海妖的腐蚀技能应该不会受影响了吧？江疏宇的经验值在爬升着。大陆架上现在都是平静的沙面和无数瘫倒的海底妖兽遗骸。原本他还想让亡灵傀儡抱着扇贝妖丢进海沟之中，但是距离有限制，傀儡们走那么远，现在就等着海沟里的海妖出来了。汨罗海妖的出场方式果然如之前那般，海沟震动，暗流升腾而起。江疏宇收回了亡灵傀儡，耐心的在海岸线上等待。不过10秒，那海妖便被浪潮拖到了海面上。冰束，漫天的冰锥朝着沙滩上冲来。属性大增后的黄级亡灵傀儡立马跳跃躲闪开，有些甚至举剑砍断了那冰锥，还有的踩踏而上，借力向前，迅速朝着汨罗海妖的方向冲去。面对冲过来的亡灵傀儡，汨罗海妖已经举着他的3叉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江疏宇没有丢出魂火的意思，他想看看黄级亡灵傀儡现在的攻击力到底有多强。看到亡灵傀儡毫无停顿地穿过冰锥雨，继续冲向汨罗海妖，这速度，江疏宇忍不住咂舌。现在的黄级亡灵傀儡破万后，速度夸张，感觉更有战斗技巧了。如果这样的话，以后的绿级、青级会不会像人一样拥有应变的智慧，甚至到了紫级可以如同修士那般有自己的意识？汨罗海妖接二连三地唤出冰锥，想要控制住傀儡，结果都被一一化解。眨眼间，亡灵傀儡们已经到了汨罗海妖的阑尾边，踏浪而行。海妖见势不妙，立马退后，召唤出了海浪。海浪落下，沙滩上出现了无数扇贝妖。江疏宇心情极好的让一群亡灵傀儡收割经验，只留下了离 BOSS 最近的几个。他们迅速追击上了 BOSS， 手中的剑刃黄光大盛，朝着汨罗海妖的尾巴和背上的鱼鳍砍去。雷霆万钧，11700的攻击力，防御只有6000多的汨罗海妖根本没有办法招架。画面凝固住了，3叉戟中喷吐而出的湛蓝色混合物落在了亡灵傀儡身上，缓缓流下，掉进海中。剑芒全都精准无误的朝着海妖身上招呼。啊！海妖惨叫不止，身上皮开肉绽，鱼鳞残破。江疏宇配合着的魂火一刻也没有停下，令妖兽痛苦无比的攻击接踵而至，冲击着海妖的世界观。他再也没有机会使用技能了。击杀汨罗海妖，经验加237500，获得黄级武器汨罗海珠，低级兽核。江疏宇满意的收回手，负手而立，清点了下战利品。到目前为止，江疏宇还没有遇到过可以抵挡魂火的妖兽，毕竟魂火这种无视了防御直捣黄龙的攻击很难抵挡。前后不到3分钟解决 BOSS， 如果不是为了等待他召唤出新的一批扇贝妖，可能这个耗时会更短。但是他相信半小时的成绩足够创下新纪录，获得功勋点了。副本大阵里3道魂后的钟声响起，大阵外的人纷纷冲了进来。不管是初级还是高级副本，只要有人破纪录，都能引起别人的好奇与惊讶。更何况此地已经很久钟声响起了，何况还是象征第一的3道钟声。我的天啊，这要巧，又有人破纪录了！不知道这次是哪路神仙啊？真好奇是哪个副本。上百人没头没尾凑热闹般的冲进副本大阵，然后找到了正在发光的副本涡流。竟然是低级副本汨罗之海。你们说会不会是昨日的那个小师弟啊？你这么一说还真有可能，我之前还亲眼看着他进去来着。副本涡流闪烁不定，上方的面板突然有了反应，新的记录瞬间稳当的站在最上方。LV24 鬼修亡灵师江疏宇，一旦掀起千层浪。副本之中原本期待着升级的江疏宇并没有等到光柱，他无奈的看向经验条，好家伙，还差百分之几，但是能收到1000贡献值加上5功勋点，心情也美滋滋的。昨天这孩子刚弄了个熔火之心的第1记录，今天又创了汨罗之海的新纪录，关键他还是一个人，压根没组队。这位师弟有点猛啊，这个鬼修炼之道真可怕，我也想要怎么办？
要不你去投个胎，没准下辈子就有了。越来越觉得这位师弟不仅修炼之道奇特，可能还觉醒了天赋。现场冷静了一瞬，好像被泼了凉水，那股子羡慕的心情愈发沉重。其实按道理，没有那个耳坠，江疏雨也不会觉醒附加天赋，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独特鬼修，传说级的那种。但是因为这个外挂，他已经远超传奇了。天赋能在觉醒修炼之道后顺带觉醒天赋的，现在无疑不是恐怖的大能，至少在他们眼里是这样的。整个玄武大陆的天赋修士，每年出来的也不过寥寥一两人，有时候甚至还没有。切，什么垃圾天赋？他不过踩了狗屎运而已。一道声音充满嫉妒，让很多人不自觉听了生厌。上百双眼睛都有意无意地落在了苍梧身上，被这么多人盯着，苍梧浑身不舒服。敢问这位同门，你何出此言呢？破纪录可不是走运就能做到的事吧？而且大家都有目共睹，这是江疏雨一人闯副本留下来的记录，没有任何划水成分。得到这个问题的苍梧冷哼一声，不屑地说着自己的猜想。哼，他一个刚参加完大考的普通弟子，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抱了星尊的大腿，所以得了某种厉害的宝物。否则你们认为就凭他一个普通弟子的实力，怎么可能刷得了困难级副本，还能打下如此记录？他的话音刚落，立即有人怒声驳斥：普通弟子怎么了？招你惹你了？吃你家米饭了？就不能打破记录了？呵呵，你说江师弟得了星尊的宝物，所以才能打破记录，证据在哪里？哟，我还当说话的人是谁呢？你是藏阳峰的苍梧吧？难怪看不起我们普通弟子，你们藏阳峰真是了不起啊！就是，不过起步早点，有什么可狂傲的？过几年你是骡子还是马还不一定呢。这些是普通弟子，他们很不乐意苍梧一直强调普通弟子4个字。苍梧的话顿时让大阵内一片大乱。普通弟子和内门弟子私底下确实有些不对付，但不会摆在台面上，大家保持着和平的局面，谁都没有将这个平衡打破。可如今苍梧却这么公开点名，甚至有点处刑的意味，普通弟子哪里受得了？身为普通弟子，能得到外事堂认证获取资格，进入副本大阵，可以说到了这里的修士都是非常优秀的了，而且大部分都在各郡大考中排名不低，自身修炼之道都不弱，是各郡的顶级天才。虽然许多刚进圣地的年轻修士不如内部培养的弟子，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差距会逐渐缩小，被超越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圣地混迹了1-2年后，他们就会发现圣地里那些自小被培养的弟子也不过如此，而原本就在圣地里长大的那些弟子，当然选择站在自己人那边，看苍梧言之凿凿，便信以为真。两方人马一下子爆发了争吵，互相出言讽刺，就差动手了。嗡，江疏雨从副本中出来了，一出来就听到大阵内激烈的争吵声。什么情况？今日大阵内怎么这么吵？他还不在状况之中，突然有人将他拉到了一边。江师弟，敢问你是不是今年刚大考？江疏雨下意识的点头，是的师兄，有何事？你什么排名？江疏雨不知道这位师兄为何如此激动，只是安慰的按着他的胳膊。大陆首席。原本还在争吵的两方弟子突然都安静下来，真落可闻。尤其是那些风中弟子都傻了眼。如果是什么郡首席，他们还敢看不起一下，可是大陆首席不一样。历史上圣地中的大陆首席，但凡经受过圣地教导的洗礼后，基本都能追上他们这些自小修炼的修士的脚步。最可怕的是，其中有不少人能超越他们，厚积薄发。有哪个大陆首席是简单角色？不仅要修炼之道足够强，还要有厉害的技能。但对这些并没有体会的苍梧冷声补刀：大陆首席有什么了不起的？能和我们比？要是我们去参加大考，拿到大陆首席，还不是小菜一碟？这时他身边有人也不敢苟同了。师弟，你不该这么说。要是你从小不在圣地里长大，大考前7日才觉醒修炼之道，能不能拿大陆首席还真说不准。这位师兄是位明眼人，也是位被打脸的过来人。普通弟子这方看那位师兄都顺眼多了。哈，我还当什么事呢？原来是苍梧那个到处乱飞眼高于顶的家伙。江疏雨心中有些无语，他不耐烦的抬眼看向了苍梧，全是警告的意味。有人可能是鱼的记忆，我说过了，要是再挑衅我，我就杀了你。原本被自己这方人反驳，有些不爽的苍梧被江疏雨的神情与话语吓了一跳。你当老子怕你？你个普通弟子，算个什么东西？春苗，江哥在副本的海里游一圈，什么感受？江疏雨：一，春苗姐你送的碧水珠质量有点差，头发都湿了，建议改善。二，海沟太深，我丢了50多个傀儡才炸到 BOSS， 建议下次浅一点。三，春苗，百里奚来了。江疏雨沉默，乖巧。春苗姐姐这个问题很好，我没有任何意见。江疏雨眯起了眼睛，有些人就是欠锤，要是他一直放任苍梧的行事，恐怕以后更放肆。唰，一道黑色的身影从众人眼前闪过，还没能看清是什么的时候，便听见苍梧的声音：你可不要乱来啊！这里是圣地，不是你可以放肆的地方。对，你是不是恼羞成怒了？怕被人知道星尊给你的宝？说到这里，苍梧的声音蔫了下去，因为亡灵傀儡的剑在他的脖子边又用力抵住了几分，要稍微一横，那锋利的剑刃就会划破他的喉咙。苍梧，本来你先我入门，我该尊称你一句师兄，但是你不配。江疏雨的声音轻飘飘的，却如同压在苍梧心口上的巨石。咕噜，他咽了一口唾沫，抖动的双腿出卖了他害怕的内心。别再弄些什么乱七八糟莫须有的名头安在我身上，毕竟蚂蚱在眼前蹦跶太欢是会被掐死的，你说对吗？
原本江疏雨是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样欺负人的，甚至说那么多话，索性把苍梧这个蚂蚱吓一吓，免得让自己看了心烦。就算他今日没有动作，哪天苍梧撞到他的枪口上来被自己收拾了，众人也会猜到他。圣地虽然禁止弟子互相伤害，可如果没有证据，同样按照修真界的法则来，实力为尊。说完这话后，江疏雨只留给了苍梧一个颇有意味的眼神，消失在了副本入口前。与此同时消失的还有苍梧身后的亡灵傀儡。苍梧感受到剑刃离去，差点没瘫坐在地上，幸好他身边有人略带嫌弃的扶了他一把。天哪，僵尸帝的召唤生灵太可怕了吧！刚才出现的时候我连影子都没捕捉到。不仅如此，气息也太强盛了，我这会子相信他是一个人打破记录的了。有这样的召唤生灵，还要什么宝物啊？僵尸帝的眼神太恐怖了吧！我就好奇是不是真的可以杀人，那位僵尸帝煞气好重啊！成天在圣地里混也不出去，没见识了吧？修真界哪有这么好混？你们风里的弟子就是在象牙塔里待太久了，不知道修真界的险恶。在苍穹域发生异变之前，修真界还远没有现在可怕，等你们出去历练几次就知道了。一些普通弟子和明室里的风内弟子瞬间看明白了，此次事端就是因为苍梧的嫉妒心而已。看着江疏雨离去，苍梧此时也有些发怵。刚才江疏雨看自己的眼神，明显就是把自己当成妖兽，可以随时处决。眼看人不在，苍梧又不愿意丢面子，他指着已经没有了江疏雨身影的汨罗之海副本入口，哼，臭小子，别让我在圣地外遇到你，否则我就杀了你。说完之后，他也不管别人怎么想，立马触发传送符离开了此地。噗嗤，哈哈哈！你们看到没？刚才他放出这话的时候，双腿都在打颤呢，笑死人了。怕别是一看到僵尸帝就藏起来了吧？大阵内的嘲讽话语此起彼伏，毫不留面。刚才还站在苍梧一方的大部分弟子都觉得尴尬不已，心中暗暗把苍梧给记上了。就是那个臭小子害他们被打脸打成这样，简直是把他们的脸送到对面的脚底下摩擦。以后小队里绝对不能带上那个蠢货。苍梧的害怕，还有他看到江疏雨召唤生灵时没有一点惊讶，反而只有恐惧的眼神，分明在告诉他们，苍梧知道那位僵尸帝很强。众人议论纷纷，准备离开副本大阵，呼唤人一起打副本的时候，大阵里再次响起了3道钟声。他们都下意识地看向了汨罗之海，这么快就又打破记录了？对，僵尸帝昨天刷熔火之心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次次打破自己的记录。这么快，你们信不信能有什么宝物可以让一个人刷困难劫？反正我不信，还是僵尸帝的召唤生灵更靠谱一些。一些早就离开副本大阵的人又冲了进来，也笔直地朝着汨罗之海过来，见证着历史性的一刻。靠！我眼花了吗？20分钟，这个战绩不能用厉害形容了，让人背后发凉。这么多妖兽存在的副本，怎么会这么快就解决完？大家都算老油条了，就是想不到江疏雨怎么做到的。可事实就摆在眼前，有没有一种可能，副本大阵出问题了？你再说一种狠心的话，放心吧，就算你的脑干跟那位苍梧师弟一样出了问题，副本大阵都不会出问题的。那他是怎么把那么多妖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搞定的？你去问呗。我才不去，要去你去，我怕。这时，江疏雨出现在了副本外，只见他的头发有一点湿润，不知道是不是累的。众人不会想到，他刚刚在汨罗之海里游了一圈，让亡灵傀儡抱着扇贝妖们的遗骸跳下去，炸 BOSS。呼，终于达到星尊的要求了。他整个人放松了许多，暗自想着。眼看大阵已经恢复了相对平静的状况，讨人厌的苍梧也意料之中的不在，他的心情更好了几分。还不等人上前搭话，他就触发了传送符，回到了洞府，然后前往交易集市。江疏雨先去了一趟圣地专属交易集市，这里有数不清的东西，琳琅满目，而且全都用贡献值结算。它与玄武商会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可以寄卖，但不能直接卖给交易集市。江疏雨在里面找到了好几个任务，基本上都是收各种掉落物品的。他把自己获得的掉落物品交了任务，才换回120贡献值。不过，这个方式已经算许多弟子最容易获得贡献值的方式之一了。换得贡献值之后，他又去了玄武商会，把剩下的东西全都卖了出去。江疏雨不是没有想过寄卖，价格波动也不大，去研究价格得花多长时间。他又不走经商发家致富的路线，有那点空闲时间，还不如多去副本跑2趟。咳嗽，掩饰尴尬。黄级比起成级装备要值钱不少，几件黄级武器装备，外加几件成级武器装备，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材料，换得了50多万灵石。自从他到了圣地之后，似乎灵石就没有那么值钱了。至少他才来圣地几天，就有一种翻身做地主的恍惚感。当然，这是在买功法卷轴之前的事。去了副本大阵后，他的贡献值不但没有少，反而更多了。江疏雨在玄武商会里找了一遍，并没有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最终还是花了60万灵石买了6个初级功法卷轴，感觉不够，一夜回到解放前。他又回到了交易集市，这里同样有功法卷轴，800贡献值就能买到，换算成灵石还不够买一个的，还是贡献值之前。看完一圈后，面江疏雨深深感慨起来，不止功法卷轴，其他东西也是这样的。江疏雨最终买了10份初级功法卷轴，用了8000贡献值，16个应该算多了吧？我虽然没那么欧，但也不算废。买完功法卷轴，江疏雨又继续逛了起来。这里有不少玄武圣地的弟子打造的东西，在玄武商会压根没有卖。比如江疏雨看到的一个黄级武器，这个武器名为运魂剑，就不是副本的东西，而是一位凡修武器铸造师打造而成的。也是此时，江疏雨才知道，原来玄武圣地也会培养凡修。运魂剑的功能十分单一，只能给精神力加400，但
但却是成套装备的其中一个运魂35。对需要增强精神力的远程输出修士而言，增加精神力的同时又能增强技能的装备比这个实用太多了。但偏偏什么技能加成都不能覆盖神级天赋全技能加成，所以江疏雨也只能选择对精神力管用、增幅大的物件了。运魂剑在黄级武器里独树一帜，无人问津。毕竟只有某种特殊法修才会用上这种东西，其他术修用不上。江疏雨现在的精神力已经达到了1800，400对他来说已经非常多了。拥有运魂剑就相当于再增加一个亡灵傀儡，并且精神力越高，入定时恢复的精神力绝对值就越多。最关键的是，江疏雨的魂火在精神力越多的情况下，威力会越大。这个运魂剑能在另一种方式上加成他的技能。对别人来说，这个武器就是绣花枕头，但对他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宝物。运魂剑定价3000贡献值，和其他黄级武器的价格差不多。江疏雨刷弟子牌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精致的水波纹长直剑出现在他的手中，江疏雨的精神力瞬间变化为了2200。江疏雨能感觉到一股温润的暖流在通过运魂剑的剑柄传到自己的体内。要是现在使用魂火，估计会强上几分。才逛了集市不到一半，江疏雨已经花了1万贡献值了，豪气万丈。他在同一家武装店继续寻找起来，上了2层，发现这里主要都是防御类的。这是为了方便我成套吗？江疏雨被运魂剑的震动指引，走到了挂在墙上的一件广袖收口外衫前。他看到了一件绘制有水波纹的外袍，运魂大袖衫，同样是运魂35之一，只增加200精神力，没有技能加成。江疏雨有些期待起来，套装是有额外加成的，而且运魂套装他已经集齐了2个，想要再找另一个还不是轻轻松松。实在找不到的话，他就去把这位武器铸造师找出来。运魂大袖衫只要2000贡献值，比运魂剑便宜许多，虽然比其他外袍贵，但江疏雨还是爽快无比。有几个注意到他动作的弟子，又是羡慕又是怀疑江疏雨，羡慕他有钱，怀疑他没有脑子买这么不实用的东西。江疏雨将运魂大袖衫换好后，精神力爬升到了2400，运魂35就差一个了，不知道另一个是什么。他索性直接走到查询阵法前，写下运魂2字。嗡，阵法立马给出了反馈，那是一枚发簪，运魂簪。阵法上的影像上，运魂簪深刻有水波纹，用脚趾头都能猜到这就是运魂35剩下的那一个了。果真，当他看到那个凡修武器铸造师的名字之后，更加肯定了。江疏雨虽然心中也忍不住吐槽，这么一个簪子加的精神力和外衫一样，价格却翻了几倍，但手握10几万贡献值，他不至于那么吝啬的省吃俭用。他在阵法直接刷了弟子牌后，运魂簪就出现在了阵法之中。江疏雨拿起簪子，直接插在了自己束发冠之中，顿时整条交易集市的街道都出现了黄色的光芒。这是有人集齐套装了？在交易集市混了这么多年，没听说有什么黄级套装啊。哎，我想起来了，好像只有那个只加精神力没有技能加成的运魂套装。哦，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凡修武器铸造师打造出来的那个。对对，可不是嘛。在交易集市摆了好几年，终于遇到他们的伯乐了。说是伯乐，但那人的语气中却夹杂着看好戏的意味。人们循着光芒的源头看去，几乎每个知道内情的人看向江疏雨的眼神，都像是看地主家的傻儿子。花1万贡献值的巨款，买下这么一套没有任何技能加成的套装，不是傻还能是什么？精神力堆那么高，还不如技能加成呢。人的悲欢并不相通。江疏雨并不懂他们的怜悯和看好戏的心情，他只知道现在他的精神力已经到了3400，除掉运魂簪的200，剩下的800是额外加成。宗门长老承不起我，这就是怒赚8万8的感觉。江疏雨心中感慨起来，在许多弟子古怪的眼神下，他轻飘飘地离开了交易集市。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也不用再逗留。大家都没有错过江疏雨离开时脸上的一丝满足与喜悦。真是怪人，这么多贡献值就买了套纯加精神力的武装，竟然还这么开心。可能那位小师弟跟女孩子一样，就喜欢好看的东西吧。那些水波纹设计确实挺精致的，好看能管饭吃吗？这里是修真界实力为尊的地方， BOSS 能因为那水波纹放过他吗？人家豪呗，1万贡献值说花就花，羡慕死我了。江疏雨离开交易集市后，直奔修炼道场。圣地的修炼道场，请阵法大家布置了许多阵法。在修炼道场里，不仅可以加快技能熟练度，传闻还能觉醒新技能。这个传闻不知道出自哪里，但许多人都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江疏雨也是其中一员。修炼道场有3层，和副本大阵的布置一样，不仅要收贡献值，还有等级限制。江疏雨只有 LV25，只能进入第1层。要在第1层修炼1小时，需要100贡献值。江疏雨突然悟了，为什么弟子们放着修炼道场不用，反而在外面训练自己的技能？这价格确实贵很多，而且还只是第1层而已。之后每爬1层，贡献值就要翻10倍，贵到离谱。听说还有修炼效果更好的道场，只是不对弟子开放，也不知道需要的贡献值是不是10万起步。扫过弟子牌，在结界上后，江疏雨进入了修炼道场。刚踏进门，他就被传送到了一片独立的空间。此处呈圆形，看起来面积比外面大了不少，很难想象一座塔是怎么有这么大的地方的。或许他已经被传送到另一个地方来了。江疏雨有了定论，他环顾四周，周围摆放着许多常用的束修专属武器，有一些破旧。感受着这里的磁场变化，江疏雨观察起自己精神力回复的速度。不看不要紧，这一看吓一大跳。死！他抽了一口气。在修炼道场里，他并没有进行入定，可精神力的恢复速度竟然可以和入定状态比肩。
他试着入定，惊奇地发现恢复速度竟然能再次加快许多倍。若是我在这里召唤亡灵傀儡，再入定恢复精神力，岂不是很快就能把芥子空间填满？他在心中盘算了一下，确实是个节省精神力的好方法。但现在并非召唤亡灵傀儡的最佳时机，因为江疏雨拿出一个初级功法卷轴，使用精神力进行连接，卷轴消散在空中，化为了无数光点，笼罩住了江疏雨。片刻之后，江疏雨感受到眼前变暗，他睁开了眼睛，什么都没有发生。费了一个初级功法卷轴，意料之中的是，想要觉醒技能没有那么容易。百里奚还跟他说了个笑话，有个人非常倒霉，在 LV36 的时候准备踏入2阶，所以想要觉醒所有初级技能，当时用了足足300个初级功法卷轴。江疏雨觉得自己应该不至于像那个人那么脸黑，又将精神力探出，光点再次出现，像萤火虫一般美丽。他突然想到了和姐姐一起躺在屋顶的瓦片上，仰望满天的繁星。奶奶会在院子中笑盈盈地看着姐弟俩晒着自己的花瓣。奶奶最喜欢做通草花了，那是一个在她的前世快要失传的一门手艺，在修真界也只有少凡修会做。那段时光美好无比，也是他2辈子以来最怀念也最珍惜的记忆。忽然，江疏雨看到一个光点闪烁，璀璨无比，随后化作一道流光钻进了他的身体。6段甲 LV1，防御加100，可对他人使用5分钟，在金手指的加成下，30倍就是3000。江疏雨忍不住吐出一个字6。他使用了技能，他的四肢和肩背、头都附上了漆黑的铠甲，宽大的袖子全都被裹在了里面。这就是6段的意思吗？怎么感觉好像铠甲勇士啊？前世在孤儿院的时候，他和那帮同病相怜的孩子们都特别爱看铠甲勇士动画片，但是他们没有钱买。现在他穿上了，却没有一点惊喜，感觉很二。不过这种行走的 BOSS 感觉还挺爽。面对那些同级修士，现在江疏雨觉得自己可以大胆放话，来打我，我不动手，你还打不死我。最关键的是，这个技能还可以对别人用，只要有他在的队伍，防御恐怕很难破除了。江疏雨活动了一下，发现他依然可以活动自如，6段甲对他的行动没有一点妨碍，而且6段甲轻若无物，一点重压之感都没有。尝试了一番后，江疏雨的嘴角噙着一抹笑。又是一个实用强大的技能，再次使用功法卷轴，光点环绕着他10几秒后又逐渐消散，依然什么都没有。江疏雨并不觉得有什么可失望的，他已经觉醒了一个十分强大的技能，心中十分满足。随着技能数量越多，功法卷轴也会不容易觉醒出技能，甚至用了100个功法卷轴也无济于事。江疏雨选择继续使用功法卷轴，没有反应，还是没有反应。江疏雨一脸淡然，继续使用着技能卷轴，没有一点烦躁。江疏雨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的准备，哪怕后面全部失败，仅6段甲这个技能也血赚不亏。连续无果了几次后，他开始使用地石和功法卷轴，这些光点和之前一样笼罩着他。随后，他的眼前出现了神奇的画面，光影错乱迷离，烽火四散，好像席卷了整片草原。镇定如江疏雨此时忍不住激动起来，看来又觉醒了新技能，还是和魔法有关的技能。鬼灵魔法师 LV1， 召唤一个红级鬼灵魔法师。没有过多的解释，江疏雨心念一动，身边出现了一个小小涡流，消耗了50精神力。比起召唤亡灵傀儡，魔法师的精神消耗更多，傀儡在1级的时候只需10点。红级鬼灵魔法师依旧浑身破烂，包括棉麻的衣袍，和黄级亡灵傀儡相比惨不忍睹。他站着时摇摇晃晃，好像随时要散架般，一团火花在他的掌心之中。火元素鬼灵魔法师，红级鬼灵魔法师的技能是火爆术，火爆术可以对目标造成火元素伤害，攻击力根据精神力而定，基础精神是30，翻30倍后精神力飙升900。江疏雨忍不住欢喜起来。鬼灵魔法师的力量、敏捷、体质都不高，都是10，比 LV1 的修士还要低。江疏雨瞬间想好了鬼灵魔法师的归宿，以后亡灵傀儡就负责顶在前线，他们就在后排输出，这样搭配起来的效果不会差到哪里去。现在他要做的就是不断练习技能，把熟练度升上去，让鬼灵魔法师不断升级。光点继续接二连三的亮起，江疏雨一个接一个使用。有了之前的经验，江疏雨觉得这再正常不过了。终于到最后一个卷轴时，他的眼前有了画面。这次的画面是一个紫色水晶球的东西，笼罩住了他。隐遁 LV1， 被动技能，目标对使用者及召唤生灵的魔法伤害减免10%。这样算下来，任何 AP 对他完成的伤害要足足减少3倍，他的防御力再次大幅度增加。亡灵傀儡的防御虽然高，可面临攻击值远超他们防御力的 BOSS， 依旧能对他们造成不小的伤害。鬼修的每个技能都很实用，没有一个技能是白瞎的。从江疏雨进入修炼道场开始，已经过去了半小时。在这个时间等价于贡献值的地方，江疏雨果断召唤出6个亡灵傀儡，现在有152个。随后他又销毁了鬼灵魔法师。召唤生灵既可以收入芥子空间，让他们永久存在，也可以随时销毁。没办法，江疏雨需要反复练技能，提升熟练度，只能这么做。召唤后又销毁，他的精神很快就耗空了。江疏雨抓紧时间开始入定，在修炼道场里恢复精神力的速度极快，他能清晰感受到那种神清气爽带来的舒适冲刷着他的脑海。江疏雨被提醒时间还有1分钟时，他的精神力已经恢复了大半。他想都没想，又刷了3个小时的贡献值。等到精神力彻底恢复要比，他又开始练习技能，鬼灵魔法师不停出现又消失。精神力一旦耗空，他就继续入定，如此循环。江疏雨一刻不停地用着技能，变强的路上是会痴迷其中的。江疏雨总算明白了，
在反复练习中，他召唤鬼灵魔法师越发熟练起来。鬼灵魔法师的基础数据已经翻了1倍，但依旧是红级，破旧的模样没有得到一丁点改善。虽然比不过亡灵傀儡，但若说不能用倒也不至于。时间又到了，江疏雨已经在修炼道场里待了1下午，连续4小时反复入定，他神清气爽，但不免觉得疲惫。这感觉就像是打了一整天的副本。江疏雨离开了修炼道场，用玉简联系南辰星。南辰星富有磁场的深沉声音传来：“有什么事？”禀星尊，我已经达到要求了。江疏雨平静地开口。那边的南辰星一脸古怪之色，语气惊讶：“你稳定在 LV25 了？”江疏雨平静地开口：“是。”对面的南辰星似乎沉默了许久：“你去外食堂等我。”“是，星尊。”联络完毕之后，江疏雨迈着轻快的步子朝着外食堂走去。秘境之中，李靖忍不住笑道：“谁 LV25 了？”南辰星摆摆手：“还能是谁？当然是江疏雨。”李靖见怪不怪，倒是惊奇他的反应，这不是挺正常的吗？你刚才为什么那个鬼表情？确实正常啊，但他昨日去外食堂报道的时候才 LV23，现在才1天啊，是不是太快了些？李靖的眼睛也不由得睁大起来，恍然大悟，确实有点，他不会一个人单挑副本去了吧？想到江疏雨在流光沙漠上的表现，南辰星也觉得他完全有这个能力。看来我的眼光还真不错。南辰星非常臭屁的给自己脸上贴金。这时一个身影匆匆走来：“你们还真是悠闲，咱们圣地里出了大事了。”南辰星放下手里的茶，笑意盈盈，似乎已经猜到对方为何这么着急上火了。“老千，你不好好看着你的副本大阵，怎么也想和我们一起喝喝茶？”闻言，百里千珏臭着一张脸：“说来还跟你有关系，有个小子这2天一直在破纪录，今天还有不少弟子因为他起了争执吵了起来，差点动手。有个弟子说你给了那个小子什么宝物，所以他才能打破纪录拿第1的。”“哟，这倒是稀奇了。”南辰星眉毛一挑：“这到底是什么宝物啊？听起来还挺厉害，连我都不知道是谁拿第1了，说来听听呗。”说话间，南辰星还递了杯茶给百里千珏：“不急，坐下，坐稳了，喝着茶慢慢说。”李靖在一旁瞧见了南辰星神在的模样，就知道这家伙心里有谱。除了那个他看好的小子，还能是谁？百里千珏喝了口茶，啧了一口：“那个弟子名为江疏雨，昨天中午才 LV23，先去了熔火之星，然后又去了汨罗之海。莫，你们瞧，这是他的那些个记录。”百里千珏手一挥，就将副本大阵之中江疏雨的记录呈现出来，都是20多分钟。南辰星和李靖互相对望一眼，心中都觉得这个成绩有些吓人，即使是他们都狠狠地被震撼了一把。李靖有些自嘲地笑道：“老南，当年的你能做到吗？”南辰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大咧咧地承认了自己的缺点：“做个屁，让我跑去单挑1般级的还行，困难级，啧，还不如直接给我跟白灵上吊得了。真想不到这小怪物是怎么做到的，看来那个任务交给他似乎也没问题。不跟你们说了，我先撤了。那小怪物应该到外食堂了，让他久等着不好。”话音刚落，南辰星就消失在了秘境之中。百里千珏一脸狐疑，看着李靖，这家伙风风火火的，什么任务啊？这江疏雨跟他有什么关系？李靖神神秘秘的掩着嘴巴，这是他看好的一个苗子，别管他了，我们继续喝茶唠嗑。哦，那我懂了。百里千珏打心眼里觉得，只要这个江疏雨没有问题就好。正好，老夫也有要事寻你，没想到刚好你也在。你找我？李靖微微一愣，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说吧，找我什么事？帮我做个戒指。外食堂，江疏雨果然早就到了这里。星尊，请问您给弟子的任务是什么？他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接任务了。南辰星看了江疏雨一眼，果然已经 LV25 了。他突然羡慕的心里发酸，这练级速度真不是一般的快，至少比他当年快多了。想当年自己苦哈哈的，人家只要1天。南辰星不禁在心里吐槽，两姐弟都是变态。江疏离3个月就到了 LV37，拜入神道峰，速度已经堪比飞了。结果这个江疏雨更离谱，估计这么下去，到 LV37估计都用不到3个月。任务非常简单，拿个东西就好。南辰星非常随意地坐着，久居高位的气场强大，再怎么随意都掩饰不去。普通弟子见到南辰星都会被这股气场给震慑到，但江疏雨却心如止水。他压着心中对南辰星的仰慕就已经很不易了，哪有闲工夫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气场？当然，南辰星也没摆任何架子，没有要下他的意思。你去过副本大阵，应该知道里头有一个名为荒芜雪原的团队副本吧？江疏雨点头，弟子知道。你的任务就是去荒芜雪原副本，把副本里的冰莲拿回来。当然，冰莲在王级妖兽身上。江疏雨傻了眼，就这么简单？荒芜雪原是团队副本，最多容纳40人，等级要求也放得很宽。既然如此，里面的妖兽肯定很多，而且实力都不弱。对江疏雨来说，妖兽多根本不是问题，就怕不够多。有枯骨烂炸，妖兽再多都只是给他送经验的。南辰星瞧见他眼底的轻松，不怀好意的笑着，是不是觉得太简单了点？江疏雨特别想点头，但还来不及表态，星尊就开口了：冰莲不是那么好拿的，毕竟荒芜雪原副本之所以能被称作是团队副本，自然有它难攻克的地方。这个副本虽然只有 LV31，但远远超过同级别的其他副本。话说到这里，南辰星便停顿了，不再开口。江疏雨明白其中的道理，也不需要他继续解释。星尊肯定想不到，他原本就打算去荒芜雪原的。南辰星的手指在桌子上轻轻敲打起来。3日内把冰莲带回来，
本尊就给你弄一张时间符箓。好，弟子知道了。江疏宇点头，礼貌答道。在进入副本大阵前，他对时间符箓有着强烈的渴望，可现在只需要花点贡献值就可以消除冷却时间，他对时间符箓就没那么感冒了。蓝晨星注意到了江疏宇的眼神，忍俊不禁，是不是觉得有了副本大阵，时间符箓就没什么用了？我可以明摆着告诉你，时间符箓的作用很大，不是副本大阵可以比的。副本大阵里虽然有很多副本，但都不是最好的历练之地，你将来肯定会接触到最好的那些，不过那些副本的冷却时间会长得惊人，有些顶级副本的冷却时间甚至会达到1个月，到那个时候时间符箓就能发挥作用了。江疏宇想要反驳，可这只是初级时间符箓。蓝晨星忍不住捧着腹部哈哈大笑，任何一枚高级时间符箓都是从初级时间符箓演变的。完成任务后，我不仅可以给你初级时间符箓，还能教你怎么进阶时间符箓。原来是这样，出乎江疏宇的意料。好，弟子会把冰莲成功带回来的。江疏宇接受了任务。蓝晨星哈哈笑着，3日后圣地会举行迎接大典，今年进入玄武圣地的弟子都会到，你到时候也要来参加，别错过。是，弟子知道了。秘境，蓝晨星回来时，李靖还靠在躺椅上品着茶，似乎在欣赏远处的风景。怎么样？李靖坐起身来，给蓝晨星重新换了杯热茶。蓝晨星嘴角的笑意挥之不去。不错，越看越喜欢，这小怪物的冷静、理智，还有该有的谦和，很对我胃口。我让他去荒芜雪原拿冰莲，给他3日时间。哦，荒芜雪原？李靖摩挲着杯子，想组齐那么多人可不容易啊。哈哈，江疏宇肯定不会找人的，一定照样一个人刷团队副本。李靖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你年轻的时候不就干过这事儿？蓝晨星摆手笑道：哎，好汉不提当年勇。我记得你当年 LV36，最后灰头土脸的跑出来了。蓝晨星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不想和他继续聊天。都说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副本大阵大门外依旧很热闹，江疏宇的到来立即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现在他可是副本大阵的风云人物，虽然等级不高，可连续2天都打破了困难级副本的记录，用时短暂，夸张离谱。江疏宇，快看，这位江师弟又要去刷新的副本了吧？真好奇他会刷什么副本。江疏宇来到副本大阵中央的事务中心，随便找了几个和荒芜雪原有关的任务，如果在里面有所收获，可以换取贡献值。忽然，他看到有人求购冰莲，报酬10万贡献值。这个报酬非常丰厚，丰厚到不寻常。一个 LV31的副本，即使是团队副本，总归也是 LV31的而已。里面的冰莲能值10万贡献值，10万都差不多购买轻级武装的了。再结合星尊也需要冰莲，更让他觉得冰莲不同寻常。江师弟，你打算进副本吗？抬起头，看到林景正笑意盈盈站在自己身边。江疏宇正好心中有些疑问，师姐，请问你知道冰莲吗？当然知道啊。林景想都没想就点头道，冰莲是荒芜雪原副本里的 BOSS 才会掉落的东西，武器大师能以冰莲为主材料制作一个王级武装冰莲玉坠，原来是和贪婪妖王的兽核一样特殊的东西。王级武装是一种特殊分类，会产生普通武装没有的属性，比如贪婪妖王之戒全技能提升1级，不分修炼之道的那种。江疏宇不知道对自己有没有用，不过不妨碍它的价值。林景继续说道，不过冰莲玉坠虽然好，可是它的主材料冰莲太难获得了。荒芜雪原因为是团队副本，所以没有难度可以选，里面的妖兽比同级别的困难级还要可怕。最重要的是，里面的 BOSS 是皇级的 BOSS， 非常难打。即使是让 LV36的修士组团去打，也费时费力又危险重重，弄不好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况且冰莲1年才会掉落一次，距离上次冰莲掉落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即使很困难，可这么多人总会有修士组团去打的， BOSS 肯定被杀了很多次，为什么始终没有获得冰莲呢？江疏宇也知道难打，但这个掉落率是不是有什么规律呢？师姐，请问这个冰莲为什么时隔2年了还未出现？林景举起2根手指。其一，荒芜雪原的要求是人越少，冰莲出现的几率越高，而且人数是从进副本时开始算的，中途退出不作数。其二，皇级 BOSS 冰雪九尾狐的特殊，杀得越快，冰莲掉落的概率越高。听到这里，江疏宇才明白，这样看来，事务中心里用10万贡献值收购冰莲，简直便宜的离谱。就连星尊也要，就算星尊不要，江疏宇在知道了它的价值后，也有点纠结。时间符箓和冰莲，似乎时间符箓更难得，毕竟冰莲想点办法也能打到，但是时间符箓都没有渠道可言。谢谢师姐。江疏宇礼貌地抱了个拳，今日这位师姐没有跟他要贡献值，能得人家免费解答是他的运气。林景莞尔，不客气，江师弟。听说这2天有个内封的弟子们打算找人手一起攻克荒芜雪原，江师弟是想和他们一起吗？江疏宇摇摇头，不是，我准备一个人去。林景吃惊的合不拢嘴，他还以为江疏宇会乖乖找队伍，没想到他竟然说要一个人去。他从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刷团队副本的，这根本就不可能啊，毕竟在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过。师弟，你别犯傻呀。林景试着劝阻他，但江疏宇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笑笑转身离开。他走到了荒芜雪原副本前，团队副本入口的涡流比起普通副本要大得多，其中还有丝丝寒意溢散出来。江疏宇抬头看向副本上的记录面板，第一个是4年前创下的，万鹤峰40人17H236。万鹤峰和藏阳峰一样，同是圣地里的一个内封，像这样的内封在圣地里有6个。圣地普通弟子、内封弟子、大封弟子如潜规则一般，也把弟子们分级，
之前因为苍梧、普通弟子和内封弟子差点就动手了，他们在圣地内部同样暗自较量。林景蹙着眉头，有些不赞同。江师弟，你真的要自己进去吗？江疏雨点头，是的师姐。正准备进去，一个高昂的声音传来，别挡道啊！江疏雨眼疾手快，一把将林景拉到一旁。一个全身穿着铠甲、举着大盾的壮汉一脸凶意走了过来。如果不是江疏雨动作快，他就会直接撞到林景了。而在他身后还跟着许多人。顿时的身材魁梧，加上脑袋上的头盔远超1.8米，强烈的压迫感打压着周围。他斜眼瞥了一下江疏雨，充满了不屑。只见他高傲地抬起头，我们踏雪峰今日要刷荒芜雪原，必然能创造新的纪录。在他身后，几十人跟着高声附和。荒芜雪原的记录已经维持了4年之久，由万壑峰打下，4年来无人能破，足见荒芜雪原有多难。这回不用林景说，江疏雨都从旁人的口中知道了他们的来历。早就听闻踏雪峰发誓要打破万壑峰的记录，有好几个主力全都卡在了 LV36 呢。对，听闻踏雪峰的几个高阶弟子还为此给他们打造了轻级武装套装呢。能创造新的记录，不仅可以获得许多贡献值和功勋点，还是一种荣耀。所有人都会为了这份荣耀去努力，这份荣耀也是他们步入大峰的敲门砖。顿时代表踏雪峰高调宣布完他们的来历和目的后，便低头看向江疏雨。这位师弟，麻烦让让。江疏雨没有动，丝毫没有要让一步的意思。这位师兄，我先来的。他淡淡开口，没有服对方的面子。那位师兄皱了下眉，师弟，你是不是想跟我们一起打荒芜雪原？抱歉，这次我们有任务在身，下次再带你如何？江疏雨哭笑不得，抿起了嘴唇。这师兄的自我感觉也太良好了些吧。见江疏雨依旧没有让的意思，他皱了下眉，有些尴尬，更感觉丢脸。眼前的小师弟怎么这么没有眼色呢？可副本大阵里有上百双眼睛看着，他也不能把江疏雨怎么样。最终他还是转身怒喝道，准备好，检查下各自的行装，我们要进副本了。他话音刚落，只听江疏雨对林景道，师姐，我进去了。林景点头，小心点师弟。江疏雨消失后，荒芜雪原副本的涡流也随之亮了起来。看着江疏雨真的进去了，那位顿时的嘴角抽了一下，这小子一个人进去是找死吗？忽然间，整个副本大阵都热闹起来。天啊天啊，他真的进入了，连荒芜雪原都敢一个人打，这位师弟乃战斗狂人无疑。从没听说过谁一个人打团队副本的，要是成功了，他这算一大笔辉煌史吧？挺难的吧？我觉得不太可能，荒芜雪原我去过，太危险了，一不小心就会没命的那种。别人肯定不行，但江师弟就不好说了呀。踏雪峰带队的顿士心中不平衡，他们踏雪峰可是准备充分，要去创造记录的存在，这样充分准备的团队都不关注，去关注一个胆大的小家伙。他记得江疏雨穿的都还是黄级武装，而他们这边可是全套绿级的呀。这一刻，踏雪峰所有人都有些抓脚，顿时发现士气有所衰落，知道不能再等了。进副本！大喝了一声，踏雪峰的弟子纷纷站好，传送进副本。其实在进副本前还扫了面板一眼，我们一定会成为新的第一。荒芜雪原是团队副本，而且已经 LV31了，级别自然水涨船高。江疏雨进去的时候扣了500贡献值，消除冷却时间需要2000。如果扫荡这个副本，一次就是2500贡献值，4次就是1万。江疏雨再次意识到自己还剩下的10几万贡献值可能也捂热不了多久了。贡献值原来这么不经用，希望打破记录的奖励能高一点。寒风席卷，扬起漫天霜雪，头顶的烈日并没有一点温度，反而在这片雪原中像一个灯泡。冷冽的寒风，脚底冰凉的温度都在告诉他，这里的环境很恶劣。不远处有成片的冰川挡住了视线，江疏雨发现他正位于一片由冰川包围起来的盆地，整整146个亡灵傀儡迅速朝着四面八方跑去，地形图也随之在脑海中出现。江疏雨如今的体格比之前强悍许多，他毫无所觉地沿着一块雪地向上走，爬上了一座冰山，一眼望去是接连的雪白，毫无方向感可言。霜雪不停地干扰他的视线，根本没有办法找到路。这里是副本，不是真实世界。脑袋上的冰冷太阳不会动，东南西北无法分辨。正想着，忽然一个亡灵傀儡发出警报，发现目标。雪原中突然窜出一个小雪兽，死死地咬住了亡灵傀儡。不过亡灵傀儡如今防御破万，根本不惧，直接挥刀将雪兽拦腰砍死。击杀 LV25雪原多级兽幼崽，经验加10000，获得幼崽牙星号2。接着又是一个雪兽从厚厚的冰层中冲了出来，带着不少冰凉的水。雪兽高达8米，雪白的大手有好几个，一出来就疯狂朝着亡灵傀儡扇来。亡灵傀儡手中的剑挥个不停，不少手都被砍断了。转眼间，这个毛茸茸的雪兽只剩下了一只手，痛苦不堪地向后退。江疏雨赶到，在大树死前，探测术及时飞了出去。LV30雪原多级兽，将领级妖兽，力量6000，敏捷1208，精神1400，体质7200，技能怒砸。看这属性已经十分接近之前的成级亡灵傀儡了，甚至比起蛇人族副本里的 BOSS 斯希纳都要强。不愧是团队副本，仅一个普通妖兽的属性都已经能和蛇人族副本的 LV30王级妖兽相媲美。如果不是亡灵傀儡到了黄级，估计对付起来还要麻烦许多，哪里会像现在这样轻松。江疏雨看清了妖兽的属性后，便让亡灵傀儡下手了。击杀 LV30雪原多级兽，经验加36000，获得多级兽皮毛星号5。
不止属性堪比 BOSS 的，连经验都是属实不少。这时，亡灵傀儡接连遭受敌袭，但都不再是幼崽，清一色将领级。这片冰雪地带好像是雪原多极兽的地盘，数量不少，到处都有，全都隐藏在雪原和冰面之下。当有人经过时，就会发动攻击。江疏雨心念一动，使用技能给自己套上了6段甲。他这一身黑色铠甲在雪原之中十分显眼，雪花都无法在上面附着。厉害，竟然还能保暖！他夸赞一句后，就让亡灵傀儡继续朝着四面八方探路。红级亡灵傀儡的可控范围仅625米，现在黄级了，范围达到了2500米。江疏雨按着地图之中妖兽比较多的路线前进，越来越多的区域被探测出来，江疏雨脑海中的地图也越发完善。已经过去了1小时，江疏雨的探测到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到处都是冰面和厚厚的雪，没有其他东西，是挺荒芜的。除了冰雪，就是雪原多极兽，没有任何其他的妖兽。在探测持续2小时后，江疏雨的脑海中终于出现了奇特的东西——山洞。江疏雨赶紧朝着那个方向跑去，他找到了一个比较稳固的雪山，爬了上去。他看到了一片洞穴，冻土在洞穴上方凝结，一片红黄之色。江疏雨二话不说，收起了分布在其他地方的亡灵傀儡。白树的亡灵傀儡瞬间出现在洞穴面前，然后冲向山洞。轰！亡灵傀儡刚冲到洞穴门口不远处，里面就传出了动静。接着，无数的中型妖兽从冻土洞穴中冲了出来。江疏雨丝毫不慌，他此时还在雪山上，压根没下去。探测术随手释放出去 ，LV30冻土射牛这数据基本都在3、4千，攻击反倒是高上许多，有7000。每一只射牛都高达3米，算上尾巴，身子又高又壮实，堪比一辆卡车。它们鼻孔中的热气喷涌而出，看上去十分有攻击性。而它们的牛角在纯白色之上还藏着点点黑斑。上百只体格强壮冻土射牛冲向亡灵傀儡，亡灵傀儡丝毫不惧，剑一横就冲了上去。如果是别的队伍在靠近冻土洞穴时，必然步步为营，一小波小波的把妖兽给吸引分散，再进行围杀，哪里会像江疏雨这样毫无战斗技巧？10个亡灵傀儡同时挥剑，施展技能雷霆万钧，以自身攻击力3倍挥出的剑带着黄光，比阳光还要耀眼。哞哞，一只冻土射牛发出惨叫，瞬间倒地。击杀 LV30冻土射牛，经验加360000，获得冻土射牛角星号3。过了2秒，其他几个冻土射牛已经将这一对骷髅给围拢了。江疏雨的精神力对准了那个射牛的尸骸，枯骨烂炸。轰！洞穴被波及，漫天的冻土砸在了周围的厚厚雪层上。冻土射牛被一团团散落的雪砸中，庞大的身躯在空中翻滚。爆炸一声接着一声，雪地上顿时出现了许多大坑，显露出底层的冰层来。暴雪如雨，那些被炸死的冻土射牛纷纷被掩埋在雪中。海量的经验如江疏雨的囊中之物，战利品全都进入了他的虚空收纳域，经验条再次起飞。每一只妖兽提供的经验相当于汨罗之海的千只椰子妖和扇贝妖，仅仅是一波小型兽潮就带来了10%进度条。感谢雪原！江疏雨的胸腔狠狠地输出一口气，这哪里是副本，分明就是宝地。如果可以一直这样炸怪，那对他来说，打副本历练升级不就和喝水吃饭一样容易？别人全副武装，小心翼翼，累死累活才能杀死的妖兽，在他面前就跟砍瓜切菜一样。转眼间，冻土洞穴外围的妖兽似乎已经被清理干净了。江疏雨纵身跃下，让亡灵傀儡跳到半空接住自己，随后跟着他们朝其他地方出发。洞穴之中的道路蜿蜒曲折，江疏雨跟着最前方的傀儡走着，反正都要把经验收到手里，走哪条路都是一样的。冻土层之中温度明显高了许多，也难怪那么多射牛选择在这里面栖息。一路走下去，江疏雨发现这个洞穴蜿蜒曲折，四处连通，许多冻土射牛都窝靠在冻土边缘，懒洋洋的睡着觉。随着亡灵傀儡不断前进，许多射牛在毫无察觉的时候就被围拢斩死了，整个洞穴之中只留下一具具尸体。在前进的同时，其他亡灵傀儡也散布在其他洞穴之中，他们和江疏雨顺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将其他小洞穴中的射牛一一清理。数量不算多，可怎么说都是经验。荒芜雪原的地图实在太大了，沿着洞穴漫步1个多小时后，他脑海中的地图终于出现了别的景色。有一座不算多高的山出现在尽头，那里的冻土是黑色的，看起来更像煤炭。冰原里矿产资源果真丰富，难怪以前那些科考队老去2极之地。江疏雨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别的队伍推进如此缓慢。找路这一条最折磨人，此外就是沿途密密麻麻的冻土射牛，每一只的实力都不比其他普通副本的王级妖兽差。一般队伍哪怕是40人的满员完美团队，想要清理完成顺利通过，也需要大量时间。江疏雨终于得以窥见那些黑色的冻土，原来是黑色的金属，和修仙界记载的玄铁颇为相似。而在这附近有许多被覆盖着厚厚雪层的奇特树木，看不出本来的面貌，只能看出有树枝被压弯在雪面上。而此处的天空之上就是极光，像糖果纸一般。如果百里在这里，也许会喜欢看这样的美景吧。不知怎的，他觉得女孩子都会喜欢这样美丽的东西。窸窸窣窣，一阵阵动静打破了他的浮想联翩，恍若星子的无数雪白的虫从雪层中爬了出来。当然，这些虫的体长都有一人展开手那么宽了，并不可爱。它们露出的尖牙上似乎在宣告这里是他们的地盘。LV31雪原双毛幼虫兵将军级妖兽，力量3000，敏捷2500，精神800，体质4500。技能无
比起血源射牛要弱上许多，和同级困难级里的妖兽没啥出入。只是这数量，真是棘手的虫族啊！江疏雨忍不住啧舌。虫族最喜欢繁衍了，任何一个虫族都是非常庞大的群体，他们阶级森严，分工明确。但如果连虫兵都是将军级妖兽，那其上的双毛虫弓、双毛虫兵，江疏雨的精神顿时振奋起来。这不就是老天爷送上门的经验值吗？他的探测术已经引起了幼虫们的注意，几只双毛幼虫抬起头来，下一秒，他们尖叫着冲了过来。目标：江疏雨，速度很快，似乎已经超越了该有的2500数值。幼虫快，亡灵傀儡们更快。几个亡灵傀儡挡了他们，手起剑落，噗！鲜血染红了纯白的血，直接秒杀，不带一点悬念。属性差距太大了，攻击力破万的亡灵傀儡拥有如山的战力。哒哒哒，噗！亡灵傀儡们向前急速奔跑，所过之处寸虫不生。击杀 LV31血源双毛幼虫，经验加60000，获得血源石星号6，经验值稳步增长。从进入副本到现在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原来不是玄铁，是血源石，也是。若真是玄铁，早就有不少人天天来这个副本了吧？江疏雨的分析出错，他忍不住自嘲起来。又漫步走了许久，再也没出现过什么妖兽群，大多都分布零散，他的效率瞬间低了不少。这是什么东西？江疏雨走过去，看到不少银蓝色的小枝丫上悬挂着许多球形的雪白果子，上面覆盖着一层透明的果冻状物质。江疏雨感觉有些新奇，伸出手捏了一下，果真 Q 弹。雪灵果恢复3000精神力，采摘后需要5分钟内服用，可带根存储保持生命力，实现5小时。窸窸窣窣，江疏雨的嘴角勾起，不出他所料，有这种灵植的地方就有妖兽。他转过头去，一脸期待。可惜还是双毛幼虫，它们从地底下钻了出来，迅速包围住自己，数量远超100只。这些双毛幼虫对着江疏雨发出愤怒的尖叫，似乎是在警告江疏雨远离雪灵果。但回应他们的只有亡灵傀儡的贱人。江疏雨现在处于一个冰墙之下，前方已经没有了路，背后全部都是双毛虫，它们纯白如雪，密密麻麻的刺向雪白的云朵。冰墙中还有一些看得见的坑洞，应该是其他双毛虫的窝，2人高，他完全可以进去。江疏雨突然意识自己可能捅到了虫窝，想要穿过冰川就必须进入虫穴，可眼前有足足6个入口，他不知道哪个才是对的道路。60个亡灵傀儡当即分成了5组，分别跑向不同的洞穴，其他的打工人转身去解决背后的那些幼虫了。江疏雨他站在原地，弯下身子，捏下了一颗雪灵果，丢进嘴里。还有点甜，好吃。雪灵果没有想象中的冰凉和苦涩，原本他的精神力已经消耗过半，在服下雪灵果之后，精神力立马恢复起来。他没想到2000精神力恢复的速度竟然那么快，他的精神力又恢复满了3520，比起修炼道场里入定的速度还要快上10倍。看着成片的银蓝小枝丫上面数不清的 Q 弹雪灵果，他当机立断，70个鬼灵魔法师被召唤出来，眼看才被填满的精神力消耗一空，江疏雨便把召唤出来的鬼灵魔法师全部销毁。此时雪灵果的效果还没有消失，精神力还在持续恢复着，于是他就这样边恢复边召唤鬼灵魔法师。等到雪灵果的效果全部发挥完时，江疏雨就销毁眼前的鬼灵魔法师，然后再服下一粒雪灵果。这里俨然成了江疏雨训练技能熟练度的最佳道场，仅凭这一点，江疏雨就感觉这一趟血赚。不在乎精神力消耗的情况下，他的熟练度爬升进展飞快。在他修炼技能的同时，探险队已经冲进了虫穴之中，而他身后的那些幼虫早就被清理干净了。最远距离2500米是直线距离，会因为地形产生变化。虫穴中有更多的双毛虫，击杀 LV30血源双毛幼虫，经验加12000，获得双毛虫针刺星号3。击杀 LV31血源双毛虫弓，经验加38000，获得血源石星号5。在深入洞穴后不久，亡灵傀儡们便碰到了血源双毛虫弓，经验更高。他直接不再管亡灵傀儡，拨出60个亡灵傀儡跟着进入虫穴，让他们自由行动、探险加杀妖兽。剩下的在冰墙外保护他，他就负责全新修炼技能。连续上百次召唤鬼灵魔法师后，他的技能终于提升到了 LV3，可这仅仅是开始。江疏雨乐此不疲，继续召唤销毁。这么好的天然道场，怎么可以错过？时间一点点过去，江疏雨的技能一刻都没有停过，越发熟练地驾驭起来。雪灵果一粒粒下肚，他的精神力始终在恢复，压根见不到底。10分钟后，技能再次提升了一级，速度比起修炼道场不知道快了多少倍。虫穴中，亡灵傀儡不断探索前进，地图越发完善起来。3小时后，江疏雨的速度终于慢了下来。成片的蓝色小枝丫上已经没有多少 Q 弹的雪灵果了，召唤鬼灵魔法师的技能也已经被他升到了 LV25，升无可升。江疏雨的眼中都是满意。LV25黄级鬼灵魔法师的精神力现在翻了30倍后，已经是24400了，亡灵傀儡的2倍，还多了一个技能冰霜席卷。美中不足的就是其他属性力量、敏捷、体质全都是亡灵傀儡的1/2。冰霜席卷 LV1 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冰霜重影龙卷风，对目标造成冰元素或者影元素伤害，攻击力与精神力成正比。站在他面前的2个是寒影双系的鬼灵魔法师，他的法杖之上有一个漫天飞雪的水晶球，里面狂风大作。江疏雨可以想象得到鬼灵魔法师的 AP 会有多恐怖。冰霜席卷可是群攻技能，对以后可能经常下副本的他来说可谓是一大助力。江疏雨指着一个方向，鬼灵魔法师的法杖向前一指，
数道夹杂着冰雪的寒风席卷出去，天光晦暗不少。在江疏雨的注视下，重重叠叠的冰霜之下是无数的雪影，大片寒冰如箭矢从中飞射而出。原本倒在地上的虫族尸体被卷入冰霜席卷，持续了整整10秒才结束，覆盖了直径10米的区域。等技能平静下来之时，地面上的虫子们早就被厚厚的雪堆盖住了。群攻技能，而且威力很大，24400的精神力不是虚的。鬼灵魔法师达到 LV24时才能掌握的技能，比起亡灵傀儡强一点，似乎才算正常。两种傀儡各有用处，不过鬼灵魔法师的另一个缺点有点大。现在召唤一个亡灵傀儡只需要400精神力，但召唤一个鬼灵魔法师足足需要1200。如果不是他穿着运魂35，光靠本身1920的精神力，也只能召唤2个而已。想来也是，谁闲着没事会在 LV25 的时候就把刚掌握到的新技能熟悉到 LV25？ 看着已经没有多少存货的雪灵果，江疏雨准备把它们全都收到了虚空收纳狱中，以后关键时刻能用得上。但是现在正好没事做，他打算把芥子空间都给填满，吃下一粒雪灵果，随后召唤出16个亡灵傀儡，让亡灵傀儡的数量达到了170，然后他就开始全力召唤鬼灵魔法师。召唤鬼灵魔法师的属性是随机的，不随他的意念变化，一时间各种元素纷纷在空中波动，阴、火、冰，一个个鬼灵魔法师被召唤出来，出现在江疏雨身边，连光都有。天知道江疏雨看到光的时候有多么震撼，跟见了鬼似的。他一个鬼修怎么能有这玩意儿？不过他的心情立马平复了，只要能打架都是好玩意儿。火系和雷系鬼灵魔法师的技能是单体攻击，冰系和风系的鬼灵魔法师技能都是群体的。破旧法袍裹在他们身上，比起亡灵傀儡瘦小许多，但是他们头颅中的魂火却更为旺盛。法杖之上的各种元素肆意张扬，彰显着他们强大的实力。虽然江疏雨有些嫌弃他们的张扬，更喜欢内敛风的，但他相信自己的鬼灵魔法师足以秒杀同级魔法师奥术师了。在雪灵果快被消耗殆尽时，终于把空置良久的芥子空间给补齐了，只剩下了寥寥几个果子，只能在待会儿打副本的时候用。170个亡灵傀儡，80个鬼灵魔法师，整整250个都成了他的打工人。江疏雨突然觉得同级副本他完全可以横推了，什么困难级那都不是事，即便进入亚洲级，让他横推都完全不成问题。就像现在所在的荒芜雪原，需要40人才能攻略的团队副本，他这里相当于有250个超强输出，加上他一个划水的召唤生灵大军，比起40个修士，孰强孰弱一眼分辨。下次再来，等雪灵果刷新后就可以修炼其他技能了。要修炼的技能不止一个，还有6段甲、影子纠缠，只要精神力足够，这2个技能都不难。最难的还是枯骨烂炸，都不知道什么能够继续用。副本里的妖兽被杀死后，就只有几分钟的限时可以用，然后会被副本吸收，方便以后刷新。修炼技能前后用掉了差不多4小时，此时江疏雨进入副本已经有7个多小时了。此时虫穴里距离他2500米的地形已经全被摸索得一干二净了，没有一点错漏。原来虫族都跟其他虫一样，不管从哪个入口进去，内部都是互通的。随着江疏雨进入洞穴，距离拉近，亡灵傀儡们又继续行动起来。亡灵傀儡们在洞穴里飞速穿梭，为江疏雨探查情况。虫穴之中千回百转，迂回复杂，像个巨大无比的迷宫，始终没有边际。江疏雨也只能选择一个方向前进。击杀 LV31雪原双毛虫兵，经验加43200，获得双毛虫毛刺信号3。在虫穴某处出现了双毛虫兵。根据双毛虫群族的分工，双毛虫工是工人，双毛虫兵就是战士。双毛虫兵负责守护虫后，不会距离太远。江疏雨立即朝着双毛虫兵的方向赶去，其他的亡灵傀儡也齐齐调转方向。虫穴逐渐明朗，掀开了黑暗中的面纱，双毛虫兵越来越多。江疏雨踏进了一处极为宽阔的广场，里面原本沉睡的双毛虫兵在他进来时才被惊醒。上百只双毛虫兵同时苏醒，抖动着身体，翅膀张开，嘶哑着声音朝着江疏雨冲来。居然有翅膀，而且只有数百只，看来兵营巢穴肯定不止一个。江疏雨兴奋起来，亡灵傀儡率先迎上去，鬼灵魔法师也随之动手。这是鬼灵魔法师呢第一战，一大波技能诸如火爆术、冰霜席卷、赤阳光子、雷闪术纷纷被丢出。80位鬼灵魔法师同时动手，瞬息之间元素暴动，流光溢彩，魔法乱飞，洞穴中轰鸣声不断。江疏雨在一旁看得那叫一个眼花缭乱，心中暗暗喝彩，漂亮。亡灵傀儡冲到双毛虫兵跟前时，虫兵们早已经死伤了大片。24400点的精神力为鬼灵魔法师带来了极强的杀伤力，给亡灵傀儡们缓解了不少疲惫感。估计就算是 LV36的修士所能发挥出来的伤害，应该都不如鬼灵魔法师。前后不过10几秒，江疏雨眼前的上百只双毛虫兵被屠戮一空。虽然比不过枯骨烂炸快，但省力啊！江疏雨都不用动，站在那里看场烟火表演就好了。这样的兵团出现后，江疏雨越发肯定地将队伍继续推进，又连续发现了数座兵团，他们的规模一山更比一山高。江疏雨的经验值以惊人的速度飙升，队伍毫无阻碍一路横推，终于进入了虫穴深处。他的耳边传来更加密集强烈的嗡鸣声。亡灵傀儡经过一个转角时，忽然遇到了一群蝴蝶，它们的体型大得可怕，本应如蝶翼轻薄透明的翅膀，现在都是厚厚的毛绒，而且它们的口气十分锋利，似乎能把冰块咬碎，设计的还挺像那么一回事，看起来很合理。江疏雨在吐槽之时，也不忘将探测术抛出。LV32雪原蝴蝶将领级妖兽，力量7200，敏捷3600，精神3600，体质8400，
亡灵傀儡的反应极快，立即与蝴蝶交战起来，强大的属性优势一展无遗。12200的攻击力可以对蝴蝶造成巨大伤害，几乎致命，但蝴蝶却难以对亡灵傀儡造成多少伤害。防御太强了，蝴蝶们根本无法破防。几下功夫，这群蝴蝶就凉了，躺在地上，不能再倒腾什么幺蛾子了。击杀 LV31血缘蝴蝶，经验加432000，获得蝶骨星号3。江疏雨眼睛一亮，蝶骨正是荒芜血缘里的任务之一，每份蝶骨价值5000灵石。当时他还想着蝶骨是类似蝴蝶的骨头，原来是真的蝴蝶。既然蝴蝶都出现了，江疏雨现在可以完全肯定虫后不远了。这样成熟的蝴蝶应该算是双毛虫后的亲卫队，绝不会远离虫后。而且一个虫族里蝴蝶的数量也不会特别多，不会像双毛虫兵、双毛虫弓那样。队伍继续推进，一路上都是蝴蝶了，只是这些蝴蝶并不像双毛虫兵有兵团，都是3-5成群那般。亡灵傀儡一路推进，把血缘蝴蝶全部清理干净。不知不觉，江疏雨在虫穴里已经走了将近2小时，一只巨大的双毛虫出现眼中。这只双毛虫有10几米高，全身有些臃肿，像一座大楼。它的背后长着3对巨大的毛绒蝴蝶翅膀，不时震动几下，发出一些噪音。在它面前还有4只双毛虫，这4只双毛虫体型同样高大，足有6米多高，长有翅膀，可以飞行。它们的口气如巨型镰刀，看上去十分恐怖。这就是虫后啊，和他想的一样。LV33血缘虫后，王级妖兽。眼前这只虫后只是王级妖兽，属性也不算多高。另外4只巨型双毛虫都是 LV32虫后亲卫，元帅级妖兽，只有体质极高，其他的攻击、速度和精神都菜得抠脚，再配上保护技能，明显就是虫后专属肉盾。有他们挡在前面，虫后的安全大大增加。虫后可是整个虫族里最重要的一个，不容有失。也许别的团队看到这几个肉盾只会头疼，要想尽办法一个个杀掉。偏偏他们的存在让江疏雨看到了附赠的经验值。在使用探测术的时候，亡灵傀儡已经冲了上去，虫后亲卫也冲了上来。虫后翅膀震动，突然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声波。恐怖尖锐的声音在双毛虫穴中来回震荡。江疏雨身上的6段甲爆发出暗金色的光芒，抵御着这道声波。所有亡灵傀儡和鬼灵魔法师都同时受到了强烈的力道攻击，无差别攻击，范围极大。但是虫后的攻击力明显不够看，江疏雨的6段甲成功挡了下来，亡灵傀儡几乎毫不受影响，只有魔法师们都被伤到了。先抓一指当炮灰！江疏雨一声令下，亡灵傀儡同时挥出技能，他们的剑上黄光绽放。雷霆万钧使出后，身后的鬼灵魔法师也第一时间使用技能。他们遵守着江疏雨的安排，瞄准了同一个虫后亲卫。元素技能如同烟花一般绚烂夺目，一片眼花缭乱的光芒之后，一个亲卫被杀。击杀 LV32虫后亲卫，经验加440000，获得蝶骨星号8。江疏雨第一时间丢出精神力触发技能，轰！一声巨响过后，3个虫后亲卫都被齐齐炸飞。竟然没死！江疏雨微微一愣，那可是亲卫总血条6倍的攻击力啊！同类妖兽应该不可能承受得住才对，这是为什么呢？江疏雨拖着下巴思索起来。今天没有踩点了，为了奖励自己，现在就下楼去买奶茶，嘻嘻嘻。仔细一看，江疏雨这才发现3个虫后亲卫身上都闪烁着银色的光泽，像是覆盖了一层铠甲。他明白了，这3个亲卫应该使用了肉盾技能，极大的增幅了防御力，这才挡下了枯骨烂渣的伤害。效果不错，就是不知道能够承受多少伤害。亡灵傀儡已经冲了上去，风驰电掣，在亲卫们落地时就已经将他们包围起来。鬼灵魔法师的技能也应声而出 ，Adept 叠加打击。3只虫后亲卫身上都闪烁着技能的光芒，全身坚硬无比，口气一张就咬在了亡灵傀儡身上。这样一来，亡灵傀儡根本没办法动弹，很难伤到他们。他们也同样拿亡灵傀儡没有招，伤害不了多少。属性相差太大了，仅仅6000的攻击力，面对亡灵傀儡实在不够看，单挑都不一定打得过，更何况眼下亡灵傀儡足足有170个，而且后面还有80个鬼灵魔法师，完全不成比例。于是，就算他们控制住了几个亡灵傀儡，可是其他的攻击依旧会落在他们身上。只见他们身上的银芒迅速暗淡下去。忽然，虫后再次扇动翅膀，巨大的蝴蝶翅膀挥出狂风，一股强烈的风暴席卷而来。不少亡灵傀儡被这股暴风打飞，还有的被扯进了这股狂风之中。亡灵傀儡纷纷受伤，虽然血条掉的不多，可也足以说明虫后这个技能的强大。江疏雨知道自己和召唤生灵们都有被动技能隐遁保护，发动后可以降低大量 AP 伤害。即使如此，亡灵傀儡也受了伤，要是没有这个技能，估计会伤得更重。换成别的修士，甚至有可能会被秒杀。江疏雨脸色一变，迅速后退2步，站到了鬼灵魔法师后面。他又重新给自己补上了一套6段甲，风暴吹到了鬼灵魔法师身上。可惜鬼灵魔法师的肉身不如亡灵傀儡强悍，被吹得零零散散。幸好距离远 ，BOSS 的技能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威力了。6段甲不断隐隐闪着暗芒，挡住了这一波攻击。江疏雨知道，整个团队之中的最大弱点只有自己。即使他现在有了6段甲，也只有他的防御依旧是最弱的一个。如果他受到剧烈冲击，伤害转移到召唤生灵的身上，那他们也会受伤。而且这种伤害是根据他的防御力的百分比受伤均摊的，完全无视了傀儡的防御数值，所以能避免受伤就绝不冒险。风暴持续了整整20秒才停下来，亡灵傀儡们都纷纷衰落，继续爬起来朝着目标冲过去。
他们不知道痛觉，也不知恐惧为何物，只知道听从命令，堪称最完美的战斗机器。鬼灵魔法师也是如此，各种技能已经跟随着亡灵傀儡一呼百应，一时间整个虫穴之中炮火连天。虫后轻微的技能已经不再有任何反应，在如雨的攻击之中，他们的保护机制彻底溃散，就当场横死。另外2个妖兽身上的光芒也随之消失，江疏雨毫不犹豫，直接出手，轰轰轰，接连3次枯骨乱炸。第一次炸死了2个虫后亲卫，炸伤了虫后；第2次、第3次，虫后都没能逃过。他的翅膀被炸断，长长的虫身更是被炸得血肉模糊。此时他已经被炸得半死了。忽然间，虫后的身体开始不断缩小，最后变成了一个茧，裹在了原地。这一层茧似乎拥有着极强的防御力，亡灵傀儡的剑竟然无法将其砍破，就连鬼灵魔法师的攻击一时间都无法攻破。又是类似剑修那种防御的技能，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这类技能都有限时，而且一旦承受的攻击越强，所维持的时间会越短。亡灵傀儡不断攻击，鬼灵魔法师同样没有休息1秒。虫后就算在茧之中，但依旧一直在痛苦的哀嚎，声音响彻了整个虫穴，窸窸窣窣。不一会儿，江疏雨的耳后全是让人心头发毛的毛针摩擦声。江疏雨扭头一看，果真是双毛虫，它们正从各个通道之中朝着这个方向赶来。它们壮若疯牛，健步如飞，这是虫后独有的技能，它几乎把其他所有的双毛虫子民全都叫了过来。江疏雨完全没有想到虫后竟然还会使出这么一招，让其他双毛虫过来送死。大吉大利，今晚吃鸡了。江疏雨心情非常好，这送上门的经验就像是老天爷送的新人大礼包。他转身后就把亡灵傀儡其中的20个给收了起来。下一瞬，他们都出现在了江疏雨的身前，执剑向着那些数不清的双毛虫飞奔而去。与此同时，鬼灵魔法师们也将技能调整，对准了双毛虫群，炮火集中在一只蝴蝶身上，吧嗒，它掉落在地，再也不能动弹。接着，整个虫穴之中都是轰鸣声、碎石下坠的声音。也幸好这些冻土层足够坚固，似乎已经凝聚了上千万年的样子，所以才没有坍塌的趋势。枯骨乱战在此刻被发挥到了极致，一连串的虫子都被炸死了。不管这些双毛虫有多少，都休想靠近虫后一步。这下江疏雨的经验条真的是飞速上升。虫后的声波到底召唤来了多少双毛虫，江疏雨并不清楚，他只清楚的看到自己的经验条已经瞬间上升了 30%， 而且还在持续上升中。如果一直有这么多虫族给他的话，他相信自己很快就会连升几级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后面不再有蝴蝶和虫子进来了，只剩下了寥寥几只，真是可惜。还没等他感慨完，他身上已经出现了一道光柱。竟然升级了？难道说每隔12级才会有一个停顿？不管了，只要能升级就不是问题。眼下芥子空间扩展到了260，但他没有足够的精神力，于是吃下一枚雪灵果后，他顺手召唤出3个魔法师和7个亡灵傀儡。好，填满了。转身过去看向 BOSS， 竟然看到了对方已经完好无损的模样，不仅皮肉恢复如初，几对蝴蝶翅膀也长了出来。策划太狗了吧，竟然趁着这段时间恢复。那我刚才打的那些血条都有什么意义？虽然有些怀疑人生，但并不妨碍江疏雨继续让亡灵傀儡和魔法师们施展技能，集中攻击 BOSS。BOSS 似乎比刚才更加凶悍了几分，他扇动着翅膀，一次一片小朋友将亡灵傀儡们打飞。只是情况并不如他所愿，被打飞的入侵者们并没有受到多大伤害，他们一个鲤鱼打挺，就活蹦乱跳的继续朝自己奔来，举着的剑好像玩具一般。虫后已经无力再使出技能了，最后他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任人宰割，眼底都是哀戚。也许他永远都不会想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容易被杀掉了。击杀双毛虫后，经验加960000，获得黄级双毛鹅链星号1，黄级双毛匕首星号1，双毛虫卵星号1，低级兽核。江疏雨从虚空收纳玉中取出了一枚如蛋一般的东西，上面还流转着荧光。这枚虫卵可以交给御兽师进行培育，可以孵化出刚才的那个 BOSS。这样一来，江疏雨便变相的拥有了一支虫族大军。但是这些虫族的攻击力感人，而且他的芥子空间是万万不够的。算了，先收起来，以后再说。至于另外2件黄级武器，对江疏雨来说可有可无，也就能换点零食罢了。虫后死亡后不到2分钟，尸骸消失，他隐藏在身下的步梯显现出来，往前走的路果然就在这里。江疏雨欣慰地摸摸自己的胸口，让亡灵傀儡们先行走了进去。整个地下通道里面空无一物，全部都是雪白透着蓝色的冰墙，里面蜿蜒曲折，不知道过了多久，江疏雨才得以呼吸到地面上的冰凉空气。荒无雪原的霜雪迷了他的眼，眼前都是一望无际的雪山与冰川，比之刚才在虫穴之中冷了不少。但这里比之前的冰川不同的是，在江疏雨的视线范围内出现了一座冰宫，华丽非常。那晶莹的冰堡像是由一大座宝石山直接雕刻而成的鬼斧神工。这就是 BOSS 冰雪九尾狐的居住地吗？真是好大的手笔啊！想要抵达这里，必须要通过双毛虫的虫穴。此时，江疏雨已经进入副本10个小时了。这个副本的版图太过辽阔，他几乎花了一大半的时间在找路上。既然眼前有了目标，他自然不会放过。亡灵傀儡和魔法师们都全速前进，力争以最快速度抵达。时间拖得越久，得到冰莲的几率就会越来越低。吃！一道闪着雷光的闪电从天而降，径直打在了江疏雨的身上。6段甲立马反馈，黑色的暗芒绽放而出，过了一会儿，瞬间溃散。江疏雨没想到这突然遭受的袭击竟然这么强悍，心头一跳，赶紧向后退了几步。
可是那雷电却好似长了眼睛似的，一直追踪着他的身影。亡灵傀儡们速度极快，立马奔跑过来，组成了一个半球罩子，团团保护住江疏雨。江疏雨在空隙之中向外看去，原来是半空中的一个雪人，他的鼻子是胡萝卜做成的，如果不是他举着法杖，他差点要以为这是哪家小孩堆在路边的雪人了。此时，对方那2枚雪灵果做成的眼睛正毫无神采地通过缝隙和他对视，怎么看怎么有种诡异的色彩。最关键的是，这个雪人还知道攻击自己，压根不管前面那么多的召唤生灵，实在聪慧。亡灵傀儡们在江疏雨受到攻击的第一时间，就下意识地朝雪人跳了过去。几剑下来，雪人似乎发现自己毫无招架之力，果断地选择转身撤离了。可是鬼灵魔法师们可不是吃白米饭的，在雪人转身的那一瞬间，已经有铺天盖地的魔法技能朝着他砸了过去。这么多伤害值极高的攻击铺天盖地而来，雪人根本无力招架。只见 LV33雪团团精锐妖兽的精神力数值直标8000，可其他属性却弱得没眼看。不过这还是江疏雨第一次见到如此纯粹、肉身数值极低，就连普通妖兽都比不上的魔法类妖兽，似乎所有的天赋全都用在了魔法之上。回想起来，刚才他所遇到的那个技能攻击伤害确实不低。除此之外，这个妖兽竟然还会逃跑，还能在半空中飞行。要不是这里面的妖兽不能带出去，他都想弄一只来当宠物玩玩了。击杀 LV33雪团团，经验加504000，获得初级雪盒。雪盒这种东西不仅可以交给武器大师制作武装，也可以用来布置阵法，还有其他许多用途。江疏雨第一次获得这种盒，但也知道这个东西虽然用处广，却受限于等级。初级的物品都会限制在 LV48 到84为中级，84以上变为高级。所以这个雪盒既不算特殊掉落物，也以初级为前缀，那么价值就不会太高。他收起来后继续前进，还不忘让亡灵傀儡在向前推进的时候开始关注半空的动静。很快，江疏雨带领的大军便到了冰堡附近。冰堡前的广场辽阔无比，有不少半球形冰屋林立，而整个广场前都不是懒散的居民妖兽，皆全副武装，样貌奇特。白狐的头，北极熊的身子，熊掌狐尾。狐尾有3条，每一条都巨大有力，随时能把一个修士给拍飞。他们的身上都裹着雪原石打造的铠甲，煞是好看。如果是其他修士来这里，想要逐个击破，似乎有些难啊。江疏雨思索完毕，就见无数雪团团朝着他们飞了过来，无数雷电像花朵一样簇簇绽放。鬼灵魔法师们当先丢出技能，没有给雪人们落下技能的机会。亡灵傀儡们配合默契，在雪团团们准备撤离的时候，全部拦截下来，挥剑。此时，广场之上正在巡逻的许多妖兽也注意到了此处，10个一队开始结阵冲锋，想要从各个方向打乱亡灵傀儡们的阵型。此时，踏雪峰的弟子们还在虫穴之中苦苦挣扎，而他们的战术也还没用到。他们不像江疏雨出生牛犊不怕虎，早就摸清了里面有什么妖兽存在。要是那位遁世在这里，恐怕还会嘲笑他不讲战术。应该先把雪团团带远，一一清理掉之后，再用钓鱼方法把里面的巨型妖兽一对对钓出来。他倒好，毫不避讳攻击雪团团时会被发现。但江疏雨偏偏不循规蹈矩，他跟着鬼灵魔法师队伍前进，丢出了探测术。LV33雄狐卫兵将军级妖兽，比起将领级的雪原蝴蝶，攻击力量更强，速度也大大提升，高伤高敏，大大提升了战斗力。防御相对双毛虫一族更弱，仅有6000，他们不像双毛虫族一样，皮毛天生带硬刺，只能靠着铠甲增强防御。在亡灵傀儡与雄狐卫兵发生碰撞前，鬼灵魔法师的技能早就掉落了。火爆术、冰霜席卷、赤阳光子、雷闪术，多种元素交织在一起，雄狐们避无可避。鬼灵魔法师的精神力高， AP 也强得可怕，甚至超过了亡灵傀儡。多重集火之下，雄狐们的军阵被破，大多都是几死几伤。江疏雨跟在身后，释放出精神力，让傀儡们把死掉的雄狐丢到半空之中。轰！令人感到耳鸣的声音响起之后，四周恢复了一片寂静。击杀 LV33雄狐卫兵，经验加460000，获得雄狐尾巴星号3。在爆炸范围内站着的雄狐卫兵无一幸免，江疏雨的经验飞升，如坐火箭。广场之上还有不少妖兽陆续赶来，不过他们就算来的，也不过是来送经验而已，根本挡不住他的脚步。亡灵傀儡们继续将雪团团像抛3分球那样给丢了出去。砰！雪团团凝实的身躯瞬间被分裂成了无数个小雪球，朝着无数的雄狐卫兵们砸去。江疏雨用起枯骨烂渣来，越来越熟练了。他突然有一种预感，只要这个技能再多用几次，就会升级了。想到这里，他的心绪忍不住激动起来。江疏雨带着大军冲进广场之中，开始碾压般的杀戮。准确来说，应该是不断的炸妖兽们。在他们血条 4.5 倍的攻击之下，雄狐们就算有再坚硬的铠甲，都没有办法抵挡这样强横的攻势。不过几分钟而已，整片广场之上已经空无一物。江疏雨疑惑不已，妖兽都去哪儿了？不可能才这么一点吧？咻咻咻！无数的冰球从冰堡上丢了出来。江疏雨这才注意到，原来冰堡顶上都是雪白色的三尾狐。亡灵傀儡们毫不畏惧地向前冲去，将那些冰球斩碎开来。砰当！冰球破碎后，终于露出了它们尖锐的爪牙，淬毒飞镖。也是在这么一瞬间，偷袭的妖兽冲上前来，用厚重漂亮的尾巴绑住飞镖的另一端，再用力一甩，一个飞镖瞬间化为数十个飞镖，朝着其他方向射出。隐遁开启，亡灵傀儡和鬼灵魔法师都被保护起来，飞镖几乎都没有碰到他们，就算碰到了，也只有啪的声音，飞镖掉在了地上。
LV35密同无尾狐元帅级妖兽并不是想象中的魔法妖兽，而是 AP 与毒术兼具的强大忍者，因此他们的精神力和防御、敏捷都极为强大。然而他们却低估了亡灵傀儡的攻击值，刚好撞在了枪口上，剑刃划过。密同无尾狐受了伤，瞬间从半空中掉了下去。他们速度很快，立刻向后方撤去数米远。可是鬼灵魔法师的技能已经追击而上了，没能顺利撤退的无尾狐都成了送上门的经验，只有少数一部分成功的没入冰堡之中。他们快，亡灵傀儡更快，立马就追踪上去，进入了冰堡顶上的露台。吃！无尾狐们的鲜血染红了冰堡，整座冰堡的正面都变成了红色。但是追击到的数目太少，远远没有刚才袭击他们的妖兽多。很快，数十个亡灵傀儡就从上方跳了下来。露台上根本没有路，傀儡们也不知道从何进入，最后也只能一脸迷茫地看着江疏雨。眼下也唯有打开冰堡大门这个途径了。抬头看去，冰堡巨大无比，让江疏雨忍不住感慨人类的渺小。也不知道那些无尾狐全都藏到了哪里，依然可以继续丢冰球出来，给江疏雨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全部都攻击大门，他果断更换了攻击方式，反正无尾狐也伤不了傀儡和魔法师多少，不必浪费时间。捡一只无尾狐过来，往门上丢。傀儡们听话的照做，在无尾狐还尸骨未寒时，便被江疏雨炸得四分五裂了。如果踏雪峰的弟子在这里看到这么一幕，定然会一脸古怪。都进荒芜雪原副本了，怎么不知道准备个开冰堡大门的宝物？江疏雨当然不知道，看着眼前绚烂夺目的技能，他还觉得心中狐疑，怎么就打不开呢？不这样打下去肯定不对劲。如果我连打开门都这么费劲，那别的团队估计会更加困难。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不过这都是后话了，等他出去后，自然会有人给他解答。轰！两扇厚实的冰门轰然倒地，亡灵傀儡们无辜地挨了十几分钟的冰球轰炸后，终于打开了大门。这比打 BOSS 还累啊！江疏雨顿觉佩服。硬！冰堡门后早就有无数的雄狐卫兵等候多时了。亡灵傀儡们激动地朝着城堡之中奔跑而去，不时地挥动着手中的剑。在魔法师们技能的加持下，他们清扫妖兽的速度非常快。当然了，江疏雨也不是一直摸鱼的那种人，他将精神力探出，爆炸声开始弥漫在整个冰堡大厅之中。没过多久，大厅中的雄狐卫兵早就被清理了个干净，之前被追杀的那些无尾狐也在其中，自然尸骨无存。此时距离江疏雨进入副本12小时，循着冰堡的大厅、过道、花园还有舞厅，一路上遇到的7尾狐、8尾狐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江疏雨眼前出现了2扇更为精致的冰雕门，门口还有一尊9尾狐的冰雕。想也不用想，在门的后面就是那个 BOSS 了。这次的门很轻巧的就被傀儡们推开了。呼！刚打开门时，一道寒流呼啸而过。在大殿的正中央有一个王座，巨大的王座之上正趴着一只漂亮的9尾狐，它冰雪般的皮毛柔顺无比，9条巨大的尾巴在大殿之中轻轻地摆动着，明明非常慢，却在半空之中呼出了破空声。在9尾狐的脑之上有一个冰雕做成的王冠，镶嵌着深邃的蓝宝石，高贵而典雅。相信很多御兽术修见到这一幕，都会希望自己有这么一只兽宠。他睁开慵懒的眸子，即便眼前有如此多的入侵者，他依旧散漫不惊，没有丝毫的紧张之感。可是江疏雨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感，虽然比起星尊差了许多，但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妖兽的这种威压。看来别人的修士遇到强大的妖兽就是这种感觉，难怪之前看他们会被吓哭。江疏雨突然觉得被吓哭合理极了，原来这就是皇级 BOSS， 确实恐怖。LV36冰雪9尾狐皇级首领的攻击和防御全都破万，还比亡灵傀儡高上一筹。但是该打还是要打，总不能因为妖兽的威压有些强大就退缩吧。再说了，他这边兵力强盛，还用担心打不过吗？亡灵傀儡们在呼啸的风声中冲了上去。与此同时，鬼灵魔法师们也丢出了技能。抱歉，为了冰莲，只能尽快把你解决了。在亡灵傀儡冲到王座的底座下方时，他终于打了个哈欠，摇摇脑袋站了起来。冰冷的眸子一闪，9尾狐抽出2条尾巴来，一左一右将亡灵傀儡们扇飞。这就是有尾巴的妖兽统一的攻击方式吗？真偷懒呢！他也想有，不过也就是想想而已罢了。他站起身后，接近30米的身躯把江疏雨给吓了一大跳。他默默地向后方退了几步，以免被误伤。只见亡灵傀儡们毫不示弱，继续跑上前去抓住9尾狐的毛发。而刚才被尾巴扇飞的几个亡灵傀儡也比较聪明，用力地抱住了那厚重的尾巴，被9尾狐带回了王座。他的眼底闪过一丝愠怒，似乎觉得这帮蚂蚁真是烦胡。此时，更多的傀儡举着剑冲了上去，一只手抓着9尾狐的毛发，一只手负责砍他的皮肉，向高危工作人员致敬。江疏雨看着这一幕，心中佩服不已。闪电、火球、冰霜，各式各样的魔法攻击骚扰着9尾狐，惹得他越发烦躁不安。吼！一声兽吼过后，一道巨大的剑气从他身后向外打了出去，整个冰堡轰隆作响，但依旧坚实无比，只是稍微晃了一下，掉了几颗冰碴子。站在最前排的亡灵傀儡们抵挡住了大部分的冲击，倒飞出去。这也太强了点吧！不管江疏雨有什么想法，其他没有准备装备精良的坦克确实也在他手下走不过几招。江疏雨的掌心对准了9尾狐身下的影子，影子被赋予了生命，9条硕大的尾巴也长了出来，顺势攀附在了9尾狐的身躯之上。9尾狐的速度瞬间被拖慢许多，亡灵傀儡们的压力骤减。9尾狐有些恼怒，没想到自己会这样被牵制住。他张开了嘴巴，
尖尖的狐狸嘴巴之中吐出了一团狐火，一时间蓝光大盛，将整个宫殿照得更明亮了。唰，冰冷的狐火朝着江疏雨的方向袭来。纵然他前方的鬼灵魔法师们都被隐遁保护着，还是被那冰冷的狐火给伤到了，成片倒地。那之后便轮到了江疏雨，隐遁削减了不少 AP 之后，却自然保留着狐火的核心。六段甲抵挡了2秒而已，就彻底溃散。幸好在六段甲崩溃之前，江疏雨已经将2个傀儡召唤到了身前，帮他挡住。但他没有想到，这狐火竟然有持续伤害。此时，九尾狐身上的傀儡早就被狐火的光芒给灼伤了，一个不稳掉在了地上。冰雪九尾狐立马找准了方向，朝着江疏雨跑来。那哒哒的脚步声像是催命符一般，江疏雨忽然慌了。他的防御还是太低了，如果他被九尾狐直接攻击，那么亡灵傀儡和魔法师们就会受到巨量的伤害。如此一来，修复的时间会很长，可以，但没必要。100个亡灵傀儡迅速地朝着九尾狐的方向集结，想要凭借肉身直接挡住他的脚步。可是事与愿违，不少傀儡都被九尾狐周身的狐火给灼伤。眼看着九尾狐即将把魔法师们的阵型给冲散，江疏雨立马想到了自己还有一个技能。九尾狐眼前蓝光一闪，随后一团火花没入了他的脑海之中。嗷应 ，BOSS 的脚步被挡住了，他瞬间疼的将整个身躯蜷缩起来，9条尾巴在他的身后张牙舞爪，扭曲无比。整个梦幻的冰堡瞬间被染上了诡异的阴影。江疏雨看着都疼，趁此机会，江疏雨立马拉开了和九尾狐之间的距离。被打到一旁的亡灵傀儡们又跑了过来，一拥而上，雷霆万钧不断使出。江疏雨松了一口气，如果这个九尾狐没有技能，光是耗都能把他耗死。但最棘手的是，这是黄级妖兽，远非其他妖兽可比。影子纠缠在九尾狐的冲刺技能用完后，再度缠上了他庞大的身躯。傀儡和魔法师全都使出浑身解数，想要将他解决掉。九尾狐越发的烦躁了，吼！一声怒吼之下，傀儡们全部被震飞，他的尾巴再度变得有力起来。砰砰！没被震开的亡灵傀儡也不能幸免，同样被尾巴扇飞了。江疏雨也难得的烦躁起来，怎么这么麻烦？眼前的九尾狐是黄级妖兽的道理他也知道，可懂归懂，打起来却是另一种心情。不管别人是怎么对付九尾狐的，他统一对待，简单粗暴。冰雪九尾狐的技能一直在持续，似乎没有消退的迹象。江疏雨让傀儡后退待命，压下心中的烦躁，边施展魂火，边耐心等待着即将出现的龙卷风。被魂火灼烧着灵魂的九尾狐似乎没有受到半点影响，依旧我行我素。呼呼，整个宫殿之中又冷了几分，就连冰墙上的冰霜又厚了几层。龙卷风呼啸着，夹杂着霜雪，风刃越发锋利。江疏雨隐隐感到亡灵傀儡们不能直接上去硬抗这个伤害，但这个龙卷风却给九尾狐带来了一个好处，能够抵挡住亡灵魔法师们的技能。吃！离风暴中心最近的亡灵傀儡们立马受了重伤，还有不少霜雪附着在了他们的身上。江疏雨心头一惊，赶紧把亡灵傀儡们收了起来。他猜到了，但现实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傀儡们在这股风墙面前如此弱不禁风。江疏雨的魂火技能就没有停下来过，一直朝着那风暴中心扔去。终于在龙卷风停下来的瞬间，冰雪九尾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疼痛。之前魂火没有伤害到他，此刻全都叠加了起来。而魔法师们的技能也终于顺利的丢了上去。使用完技能，九尾狐已然虚弱非常，哪里还经受得住这些伤害？没有受伤的亡灵傀儡们也被江疏雨放了出来，抱着大剑冲了上去。雷霆万钧！随着江疏雨一声令下，所有亡灵傀儡的剑刃都爆射出黄色光芒。在 BOSS 虚弱的情况下，这么100多剑下去肯定不好受。果然，剑落之处鲜血四溅，冰雪九尾狐美丽的皮毛也伤痕累累，血肉暴露出来。他的哀嚎声也渐渐小声了许多。魂火一刻不停，依旧在他的灵魂之中蹦跶，而鬼灵魔法师的攻击也越来越猛烈。九尾狐几经挣扎，却收效甚微。他想再次施展技能，将这些讨厌的小蚂蚱打飞，但有了经验的江疏雨当然不可能再给他任何机会。整场战斗持续了20多分钟，九尾狐终究还是不甘地倒在了地上，血泊之中是他的身影。击杀 LV36 冰雪九尾狐，经验加240000，获得绿级冰雪九尾敌星号1，获得绿级冰雪九尾琴星号1，绿级冰雪九尾剑星号1，冰莲星号1。所有战利品武器都要 LV36 才可以用。呼，江疏雨长舒一口气，太累了。他完全忽略了自己和对方的级别差距，现在只觉得心头一阵放松。这是他觉醒了修炼之道之后遇到的第一个最麻烦的 BOSS。黄级妖兽确实难打，难怪需要团队才行。如果不是他有这么多召唤生灵，他也不会跑过来自找麻烦。嗡，一道光柱从天而降，江疏雨又升级了 LV27，所有疲惫一扫而空。现在他终于有时间仔细看自己的信息了。此刻他身体的各项数值全都高了许多，就连召唤鬼灵魔法师的技能也跟着他同步提升。不是吧，这个技能竟然跟着我一起升级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以后岂不是得把所有技能的级别全部追上来？否则以后也太难练了。才注意到技能级别提升的他被自己的这个推测给震惊到了，但又忽然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个 bug。 眼下他的虚空收纳玉里还有几枚雪灵果，反正出了副本也用不到，索性现在就。他利落地召唤出了7个亡灵傀儡后，又召唤出了2个鬼灵魔法师。江疏雨已经想好了，到时候还要再扫荡下荒芜雪原才行。副本大阵，此时的副本大阵早就炸开了锅，因为刚才大阵之中已经传出了6道钟声，这是团队副本被迫记录时独有的声音。
所有人都挤在荒无雪原的副本入口前，紧紧地盯着涡流上方的面板，等待着信息公布。此时此刻，不止常驻在副本大阵的弟子，还有不少人从其他地方赶来，想要见证这里程碑一般的时刻。没想到踏雪峰竟然真的可以打破记录，真厉害！真的没想到，他们才刚进去13个小时吧？真不愧他们准备了这么久。这位师弟，未必就只有踏雪峰才可以破纪录吧？看事情不能太片面，你说对不对？就是，江疏雨师弟也进去了，说不定这么大的场面就是他搞的。江疏雨是哪根葱？他带的是什么队伍？一道狂傲的声音传来，一行人耀武扬威地走进了副本大阵。他们穿着统一的服饰，领口上都印着红梅踏雪。踏雪峰的傅燕慈怎么来了？人家是踏雪峰峰主的孙子，这次搞这么大阵仗来打团队副本，当然要来看看了。只见傅燕慈越来越近，他带着踏雪峰人大步走进来，神色倨傲。听你们说什么江疏雨？那是个什么人？他的团队配置如何？配置二字被他咬得特别死，因为他压根不相信会有人比他们踏雪峰的装备更加完善。江师弟没有团队，他是一个人进去的。噗！哈哈哈哈！傅燕慈突然爆发出狂笑声，甚至笑出了眼泪来。一个人？你当小爷我这么好糊弄？傅燕慈目露凶光，似乎只要对方有一个字骗他，他就要揍上去了。那位师兄不由得退了一步，但又给自己壮了胆，再次向前，朗声开口：“道友休要咄咄逼人，在下只是实话实说而已。”这里有不少人都看到了。闻言，周遭都有许多人跟着点头附和起来。是啊，江师弟确实是自己一个人进去的，现在都还没出来呢。怎么着？你们踏雪峰今日还想要霸占着副本，不让别人进去？踏雪峰是不是太嚣张了些？眼看声讨自己的人越来越多，傅燕慈忍不住皱起了眉头。这个江师弟到底是什么人物？那么多人敢为他说话。此时他身边的小跟班立马上前附在他耳边。他们说的江疏雨前2天才在副本大阵里把2个低级副本熔火之心和汨罗之海都打破记录了。听说那小跟班压低了声音，据说此人跟星尊有点关系。闻言，傅燕慈看向那2个低级副本，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成绩就算是他也弄不出来，是有点能耐。不对，那这样的话，他岂不是才 LV24 左右？小跟班深以为然的点头，应该是，否则也进不了低级副本。吃！原本神色凝重的傅燕慈嗤笑起来，一个刚踏上道途的小家伙而已，竟然敢孤身闯荡团队副本，是嫌活着太没滋味了吗？哼，不过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小家伙罢了。大家伙现在的眼睛如今都不擦亮点了吗？莫不是世道变了，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登上台面来了？傅燕慈说完这番话之后，他的小跟班们也接着附和起来。就是，这样的小家伙怎么可能犯得出什么浪来？那可是团队副本呢，说不定那小子就是进去溜达一圈，找个地方躲起来睡觉罢了，还打副本，怕是看见妖兽就打战吧？哈哈哈哈！不少不清楚状况的人都和踏雪峰的人一样，压根不相信一个年轻小修士能有出什么作为来。江疏雨一定可以的。林景忍不住了，最终还是站出来说出自己的心声。他说完后，也有其他弟子站了出来。对，我们相信江师弟。傅燕慈看到起头的人竟然是个女修，还姿色动人，一时间被卡住了思绪，找不到话回怼过去，最后也只能别过脸。你们相信又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突然一道金光大盛，面板上方的一条金色的句子明显有了变动。冰莲已掉落，掉落时间苍穹玄武历癸卯年4月念5日，想要再次拿到冰莲，就要等到来年了。这标志着这一年都没有人能够再打到这个宝物。我的天啊，冰莲被拿到手了！要知道冰莲已经2年没有掉了呢，真厉害！看来破纪录的人这一回杀黄级妖兽的速度非常快呢。所有人都沸腾了起来，激动无比。傅燕慈更是抱起了胳膊，我就说了，咱们踏雪峰今年必定能够拿到第一，不仅如此，还能够拿到冰莲。此刻他已经能够想象到自家的峰主爷爷待会儿会怎么夸赞他了。踏雪峰的人和他一样，与有容焉，恨不得在自己脸上多贴几块金。这可是整个踏雪峰的荣耀。面板之上的名字终于出现 ，LV27 鬼修江疏雨13H1238。咕噜，有踏雪峰的弟子吓得咽了口唾沫。不是我们踏雪峰吗？怎么变成了小屁孩？傅燕慈的脸色此时也不大好看，铁青着，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当然，更多的是看傅燕慈笑话的人。那些窥视和探究的眼神都若有若无地落在自己身上，弄得他烦躁不堪。看什么看？他呵斥了一声，终于减少了这种视线，但他心中依旧不平衡。这个家伙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非要在今日和我们踏雪峰抢风头？既然有这样的实力，偏偏挑在今日，不是上门找茬吗？如果不是江疏雨，今日拿到冰莲的就是他们踏雪峰的人了。傅燕慈越想越气愤，死死地盯着副本入口。嗡！一道嗡鸣过后，副本入口前果然出现了一个白衣流水纹道袍、头戴白玉簪的小修士。你就是江疏雨？恭喜江师弟大捷！师弟，恭喜啊！江师弟，你也太帅了，你是我的榜样。然而，傅燕慈的声音被淹没在了这一群贺喜声之中，江疏雨压根没有注意到，但是他注意到了一道怨毒的视线。江疏雨的心中只觉得莫名其妙，这个人我又不认识，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奇奇怪怪的。他抱起拳头，礼貌客气地向周围的师兄师姐们道了声谢，便触发了传送符，消失在了副本大阵之中。他赶时间向星尊交任务呢，而且他实在不善于交际，这么多师兄师姐围着他，一人说上一句，没准一天就没了。可是傅燕慈才不管这么多，他就是觉得江疏雨听见了他说的话，
但是没有理自己。挑衅，赤裸裸的挑衅！听到有人偷笑，傅燕慈的脸涨得通红，她突然没有脸待在这个地方了。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她竟然被一个娃娃给扫了面子，还打了脸。我们走。说完这话，他身后的一行人也自觉面子挂不住，纷纷触发了传送符，离开了这个地方。噗，哈哈哈哈！笑死小爷了！你们看见傅燕慈的脸没有？红得跟猪肝似的。切！自己非要往自己脸上贴金，拦都拦不住，咱们有什么办法？活该他丢面子。就是，我看至少1日，踏雪峰就会在整个圣地，不，整个论坛广场上扬名了。哈哈哈哈！话说这江师弟挺厉害的啊，他现在都 LV27了，我可是记得他进去前才 LV25来着。啧，你这么一提醒，还真是。这个鬼修到底是个什么修炼之道？小爷，我真的太羡慕了。你就别想了，这是人能干得出来的事儿吗？一个人打40个人的副本啊，还是越级挑战，真他娘的变态！变态个啥？我看你就是羡慕，红眼病犯了。哈哈哈！星尊，弟子江疏雨。对面那人听到江疏雨的声音后，懒洋洋的抬起了眉毛。哦，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是不是没找到团队？说完，他还打了个哈欠。弟子已经拿到冰莲了。哦，没找到也不是，等会儿。你说什么？你拿到什么了？弟子说，弟子已经拿到冰莲了。咕噜，南辰星似乎还没缓过神来，但转瞬他就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情，脑袋也清醒了许多。嗨，你现在在哪里？我过来找你。弟子在洞府前，我的洞府在。还没等江疏雨说完，南辰星已经迫不及待地断掉了灵犀连接。江疏雨无奈地看着脖子上的玉简，算了，他老人家肯定有办法自己找到我的，不管了。那边没了声音之后，他腰间的弟子牌倒是炽热起来。创造荒芜雪原副本新纪录，获得4000贡献值，200功勋点，仅可获得一次。等到贡献值和功勋点都到账之后，江疏雨满意的笑了。团队副本的奖励丰厚，而且似乎是按40人的奖励给他的。一个字，爽！嗡！结界发出一道震动声，江疏雨立马猜到来人是谁，于是他站了起来，走了出去。星，还不等他抱拳行礼完毕，南辰星就按住他的肩膀，唰，二人消失在了江疏雨的洞府前。江疏雨眨巴了几下眼睛，眼前的场景已经变成了一片水榭，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竹林。江疏雨立马敏锐地捕捉到属于郊外的气息，郊外竟然有这样的居所。哪怕是在游戏服务器没出问题的时候，郊外可都不是能住人的地方，大多都居住在城池之中。更何况现在四处都是妖兽。怎么样，这就是我家，舒服吧？江疏雨很难相信自己眼前的星尊，此时竟然有种老狐狸的味道，一条狐狸尾巴在身后摇啊摇的，臭屁得很。舒服。确实，整个水榭之中都是平静安宁的气息，没有一点躁动，就连水榭之下都是一整座被结界笼罩的山峰，薄雾侵袭，恍若仙境。松髻露微月，清光游魏君，此处也就只有星尊这样的人适合了。呵，走吧。穿过好几个廊桥之后，江疏雨终于跟着星尊到达了目的地。江疏雨见过李大师，李靖和南辰星一样，都是玄武大陆的风云人物，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们。他们的影像甚至被记录了下来，有时当作例子被长老们传颂。李靖此时一身天青朗月袍，明明已至中年，却精神得像个小伙子。他放下茶盏，摆摆手，不搞那么多虚礼，快过来坐下，陪我们这些老家伙喝茶。南辰星也开口了，咱们靖哥哥和善得很，不要这么拘谨，放松点啊。江疏雨点点头，应声坐下，依旧端正。毕竟话虽是那么说，李靖可是玄武大陆神话级的阵仙，为玄武大陆做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贡献，他不愿随意。眼前两位都是值得他尊敬的人，由不得他放肆。待星尊给他递了一杯茶后，星尊才道：“可以把冰莲拿出来了。”江疏雨放下结果的茶盏，将掉落的紫檀盒子取了出来，放在了茶案上。还真的是冰莲。李靖肯定的点点头。但是南辰星更在意另一件事情：你真的是一个人去打的副本啊？是的。江疏雨不理解，这有什么可问的？那你怎么打的？江疏雨的眉毛拧得更奇怪了。带着召唤生灵打的。殊不知南辰星此刻心情复杂无比，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问出这么笨的问题，可能是平等的羡慕每一个单打独斗还能破纪录的人吧。李靖低咳了一声，将自己差点喷出来的暗笑藏了下去。疏雨，可以说说你的战绩如何吗？江疏雨立马看过去，记不清了，只记得是13个多小时。一旁的南辰星默默地摸了一把自己的胸腔，里面是受伤的心脏。不过眼前的江疏雨的表现令他十分满意，这样看来，江疏雨一人的实力最少足以抵消40个同级修士。如果他能踏入3阶，老男人，你答应别人的东西呢？李靖悠悠地提醒了一句。我当然记得，这还用你提醒？南辰星回过神来，取出一张符录递给了江疏雨。这就是初级时间符录了，以后想要进阶都得由你自己来。江疏雨很快就明白了他话里面的意思。星尊，你有什么吩咐？请说。嘿，你这小子还挺聪明。南辰星赞赏地看了他一眼，缓缓开口：你是不是想拜入神道峰？这用脚趾头都能猜到的事情，星尊怎么会这么问我？难道又有什么别的任务了？是的，我知道，想要达到那几个条件，难倒你的应该只有功勋点了。你觉得靠自己能够短时间内达标吗？江疏雨心下一沉，确实，功勋点可不是那么好拿的。弟子大概是不能的，毕竟找点别的途径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剩下的740功勋点，想点办法1年内总是能够弄到的，但短时间。江疏雨恍惚间似乎看到了一条狐狸尾巴，又在摇啊摇的。果然，你知不知道修罗之地？知道，那是一个战场。知道就好。不过你应该不知道里面的好东西可以换功勋点。什么好东西？江疏雨有些疑惑。你这小子是不是有点太心急了？好东西当然是圣地在那处的驻扎点发布的一些任务了，那些任务里的东西都算好东西。江疏雨的眼底肉眼可见的亮了起来。南辰星见鱼儿上了钩，十分开心，慢悠悠的喝了一口茶。敢问星尊，弟子要怎样才能去修罗之地？江疏雨太清楚等价代换了，谁也占不到谁的便宜。修罗之地确实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那里面虽然危险重重，但是有不少副本和秘境，而且里面的副本限制比起副本大阵宽松了许多，等级限制和你之前去的荒芜雪原一样，那就是12级的范围。你只要去其中的一些副本，给我带几个东西回来就行了。正好，我这里已经列出了清单。说是正好，但江疏雨清楚，这东西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他心中悠悠叹了口气，我也是个为了功勋点打工的无情打工仔。玉简亮了起来，江疏雨用精神力潜入，就看到了龙心星号10、龙血星号10、龙角星号20、龙核星号10。好家伙，如果掉落率不高，那他岂不是要屠10条龙？江疏雨默默抬眼看着那只老狐狸，如果这不是他的偶像，他真想问问对方是不是在想屁吃，又或者是在做梦。南辰星当然感受到了他幽怨的眼神，突然觉得有些好笑，解释起来，不是真正的龙，只是妖兽而已，沾了点圣龙的精血，有点关系。放心吧，我怎么可能把你这样的好苗子丢去送死？江疏雨当然知道他不会让自己去送死，也知道对方有栽培自己的意思，毕竟星尊一向为人光明磊落，众所周知。闻言，他才对这些东西了然于胸。如果是让他去屠龙，那也应该是找圣龙才对，而且圣龙没有兽核，只有龙蛋，打龙肯定会打龙滴，但是男主现在太菜了。江疏雨抱拳，请问星尊，时间符箓可否在修罗之地用？当然可以了。还不等江疏雨继续发问，蓝晨星就把他想问的问题给回答了。想要给时间符箓灌输灵气，有很多种方法，最容易也最快的一个就是去圣地里的炼气堂找个符箓大师，那就是用贡献值了，确实方便。或者在外面花不少的灵石找个武器铸造师也行，但是人家愿不愿意还不一定，比较有脾气，而且材料还要你自己准备，当然也有那些准备好材料的，那么要付的灵石就更多了。江疏雨更倾向于在圣地里面找人弄，毕竟他穷。最近可有什么疑惑？弟子在副本之中升 LV24时身上没有光柱，也没有升段的感觉，出来之后才有的。啊，你这是个什么情况？我还闻所未闻呢。看星尊都傻了眼，江疏雨立马心中有数，看来是他不小心撞到了个 bug。弟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雪灵果。什么？你竟然得到了那个东西？已经用了？南辰星震惊3连，将茶杯放下。是的，那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贝啊，也不是每一次进荒芜雪原都能遇到的，主要用于训练技能的熟练度。江疏雨有些失落地垂下了眼眸，南辰星却大手一挥，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他。虽然那东西可能去荒芜雪原20次才能遇到1次，但已经是莫大的机缘了，休要贪心。弟子明白了。两人一问一答，江疏雨又学到了许多东西。召唤技能的升级，也许又是他遇到的一个 bug， 没准这两个 bug 之间是有关联的。最踏实的还是在修炼道场安安稳稳的练习技能等等。既然没有疑惑了，那就安心等待迎新大典吧。江疏雨告辞之后，南辰星忍不住伸出手去摸那冰清的冰莲。冰莲玉坠可是个好东西啊。啧，李靖沉默许久，此刻才开口，人家级别还那么低，你就不怕你看中的好苗子在修罗之地夭折了？怕什么？他一个人都能去单挑团队副本，比那些2阶修士差了。那倒没有，也许他还要强上不少，那不就结了？既然已经摸清了他的实力，早点让他去那个地方锻炼锻炼也不错。你是真的很看好那小子？那当然了，既然老怪物选择了他的姐姐，那我就选择这小子，较量一下我和他培养的人哪个更厉害。李靖哭笑不得，人老怪物可没想着跟你比啊，你幼不幼稚？略，我才不管呢。南辰星做了个鬼脸之后，立马恢复了原状，仿佛刚才那一面没有出现过。回到洞府的江疏雨已经懒得入定了，他随手招出了7个亡灵傀儡之后，倒床就睡，实在太累了。他的肉体已经经受了10几个小时极地的锤炼，这要搁在前世，恐怕早就死翘翘了。不多时，他的呼吸已经平缓了下来，进入了梦乡。副本大阵，此时已经入夜，但依旧人来人往，而且不乏许多夜猫子。我胡汉三回来了！一声大喝响起，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这踏雪峰的人在吼什么？他们不会以为自己打破记录了吧？看样子还用说，懒得提醒他们了。反正今日他们封主的孙子早就丢脸丢大发了，给他们留点底裤吧。这么一说，其他人好像也想到了什么笑话似的，纷纷嗤笑起来。你说的也是，但如果他们想往枪口上撞，那也拦不住。同意。达成共识之后，大家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没有人去理会他们。领队的顿时傻了眼，奇怪，怎么没有听到喝彩声呢？怎么整个大阵之中只有他们踏雪峰的人兴奋不已呢？师兄，不好了，你快看！顿时的视线追随着那位师弟指的方向而去，待看清楚之后，不由得打了一个哆嗦。冰莲已经掉了，我们没得到呀。等会儿他继续往下看，看到的第一行竟然不是他们踏雪峰的战绩。13小时，一个人，比我们一群人竟然快了2个小时。顿时不甘心地搓搓眼睛，想要再看清楚一点。
然而事与愿违，他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江疏雨是谁来着？他的心底突然生出了一个预感，不会就是昨日遇见的那个小师弟吧？这怎么可能？他们这一群人准备了许久，装备精良，配置完美，而且已经磨合了许久的默契度达到了顶峰。但那个小家伙顿时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默默地蹲到地上，一言不发。大阵之中的其他人看到他一副哀怨的样子，就觉得好笑。之前这群人来副本大阵之时有多么耀武扬威，现在就有多萎靡。踏雪峰的人此刻都不禁觉得，他们一群人辛辛苦苦打来的荣耀，在别人面前什么都不是，太丢人了。师兄，我们走吧。是啊，还得回去向峰主禀报呢。虽然他们这次的战绩被一个年轻小修士狠狠地甩在了后头，但总归还是破了记录的。顿时被师弟师妹们劝解好，站起身来，最后不甘地看了一眼面板。嗡！踏雪峰的这40人消失在原地之后，不少人笑了出来。真搞笑，1日之内看到2次打脸现场，我这运气真够好的。是啊，咱们赶紧进副本，没准能打到好东西呢。一时间，众人都觉得此刻是打副本的好时机，纷纷选择了进入。当然，其中最多的还是普通弟子，因为傅燕慈总是仗着自己是踏雪峰峰主的孙子，老是耀武扬威，带着其他弟子来打压他们，气焰嚣张至极。许多人早就看他不顺眼了，但资源差距在那里，无力对抗。翌日，江疏雨睡了个自然醒，睁开眼睛之后，忍不住伸了个懒腰，浑身舒畅，心情倍儿棒，所有状态都恢复到了顶峰。啊，终于舒服了，感觉累了好久呢。他洗漱完毕，吃着百里奚留下的食物，也不知道那个老充当自己姐姐的小丫头现在在做什么。虽然他已经从星尊那里知道了雪灵国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但他还是想碰碰运气，顺便练级。反正他最近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而且李公生思维发作，他还想再求证一下，是不是只有召唤技能比较特殊。副本大阵才刚落地，就有一个人跑上前来，拦住了他的去路。喂，你就是江疏雨？江疏雨下意识地蹙起眉头，这还是他来到修真界之后第一次遇到如此没有礼貌的人。以彼之道还彼之身，你没听过什么不挡道？对方之前看到江疏雨的装束只不过是普通弟子而已，如今见江疏雨如此不知谦卑，更加瞧不起了。哼，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傅燕慈师兄要见你，跟我走。敬酒真有意思，那就让他自己来找我吧。说完，江疏雨自顾自地走向了荒芜雪原。放肆！你可知道傅燕慈师兄是谁？江疏雨头也没回，只留下轻飘飘的一句：我需要知道。他的身影消散在了副本入口前，只留下了那名弟子一脸凌乱。早就听闻江疏雨跟星尊有点关系，没想到这么傲，难不成？呸！就算有关系，能有峰主孙子的关系更亲？他咬牙切齿起来，一脸不甘心。一个普通弟子而已，到底有什么资本可嚣张的？救命啊！江师弟又进去了，等他更新了战绩之后，岂不是更不给我们留机会了？切！你有个屁的机会，光是第一次战绩你都没法打破。啧，你这人咋这么讨厌？净瞎说大实话。刚才的那个闹剧，大家已经懒得讨论了，因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傅燕慈要是再找江疏雨的麻烦，最后也只能是被踩脸而已。实力为尊是修真界的共识，所以他们现在更期待看到江疏雨再创辉煌。不过团队副本至少也得打10几个小时，等他们打完副本出来，江疏雨说不定还在里面。踏雪峰师兄，那小子根本不给您面子，让您自己去找他。呵，一个普通弟子竟然敢这么嚣张，是星尊给他的底气吗？不过是狐假虎威罢了，也没见到星尊跟那个臭小子有什么交集啊。那人添油加醋，恨不得在2人之间拱起火来，好让江疏雨吃个教训。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土包子，真以为自己现在就厉害了？要是他踏入了2阶，变得一无是处，还以为自己能掀起什么风浪吗？小右让他来，还想着给他点面子。既然如此，以后就不要管了。要是在外面遇到他，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一顿。傅燕慈的眼底划过一抹狠戾，那名弟子的眼底同样也藏着阴毒。是，师兄。昨日的事果然发酵得非常快，整个圣地还有许多原本不知道傅燕慈这号人物的修士，都知道了他和江疏雨之间的单方面冲突。这一次，他狠狠地落下了个面子，闹了个大笑话。所以，傅燕慈原本还打算将江疏雨收入麾下，这样子还能挽回点损失的颜面。可没有想到，那家伙根本不理会自己。要不是因为在圣地里他不好动手，他早就找上门了。荒芜雪原，寒风依旧凛冽，江疏雨换出了6段甲，将自己裹在了里面。184个亡灵傀儡和85个鬼灵魔法师齐齐出现，呈扇形向外扫荡而出。路上遇到的多级兽们刚出现就被斩杀，一点吃血喝肉的机会都没有。不过1小时而已，就来到了冻土层洞穴门口。江疏雨没有让傀儡们出手，而是凭借着身形较小的优势，各自拖着一只冻土射牛，朝着洞穴深处跑去，将所有的射牛全部吸引到了一片雪林中。这一路就跑了半个多小时，要不是有修士体质，江疏雨恐怕早就被趴下了。直至看到了双毛幼虫，江疏雨才让傀儡们停下，举起剑来。等到江疏雨追上之时，冻土射牛和双毛虫早就死了大半。江疏雨眼疾手快施展技能，砰砰砰，整片雪林都爆发出声响，厚厚的雪地被炸起，露出底下的冰层。在所有妖兽都死绝了后，他又让亡灵傀儡们继续探路，他留在原地继续使用技能。没有办法，只有多用才能提升熟练度。而且上一次他早有预感，枯骨烂炸已经接近升级的时候了。果然，在他耗尽了一半的精神力之后，枯骨烂炸升到了 LV3。
从今以后，爆炸范围提升到直径90米，伤害9倍血条。待会儿打 BOSS 就好打多了。等傀儡们到了重学之时，江疏宇发现这次果然没有了血灵果，心中不免有些遗憾。这次真的是来纯练级的了。亡灵傀儡们在此处弄出动静，将雪地之中的幼虫全部吸引出来后，就朝着虫穴内部跑去。双毛虫们还能怎么办？追呗！如此一来，亡灵傀儡们目标明确地冲向了虫后所在的地方。他们身后密密麻麻，清一色的是双毛虫成长到各个阶段的模样。江疏宇有种想把它们做成标本，当成攻略上传的冲动。当然，只是想想而已。他默默地穿上了6段甲，遥遥跟着大队伍向前走。但是到了虫后的所在地之后，双毛虫甚至成型的雪原蝴蝶们竟然不敢进去。得，老大的威压永远是最强的。他十分理解，并对此做出了反应。几个亡灵傀儡对付一个，几乎秒杀，一直等待着江疏宇前来施展枯骨烂炸。连续炸了几波之后，江疏宇终于体会到了蓝药的重要性。苍蝇腿再小也是肉，哟，太恶心了，还是麻雀吧。至少1瓶蓝药补充下去，他可以再施展10次枯骨烂炸，或者穿上几次6段甲。将通道清理干净之后，江疏宇带着大队伍冲进了虫后的窝点。看着老熟兽，江疏宇笑意盈盈。先打最近的那个亲卫。发号施令之后，傀儡和魔法师们都专注地朝着一只亲卫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还没撑上几秒，那亲卫就挂掉了。此时另外3个早就使用了肉盾技能。双毛虫后当然也反应过来了，开始施展技能。但江疏宇对他的技能早有体会，挠痒痒而已。影盾全都自发开启，傀儡们挥舞着剑，绽放出黄色光芒，漫天的魔法丢在了他们的身上。江疏宇使出一次枯骨烂炸后，亲卫们全都落得个重伤。而此时的虫后也备受魂火折磨，不断收拢了自己的庞大的身躯，将自己藏在了一个白色的茧中。但无所谓，亡灵傀儡的剑会出手，雷霆万钧释放出去，黄光大盛。江疏宇毫不留情地将3个亲卫的虫身丢了上去，施展枯骨烂炸。3道爆炸声接连响起，虫茧晃动不停。江疏宇满意地听到了虫后的尖叫声。不多时，稀稀疏疏的毛绒与冻土的摩擦声响起，很快，洞口外面几乎填满了双毛虫，数量多到根本数不清。动手！幸而江疏宇早就让许多亡灵傀儡守在了门口，一刀一个小朋友，还有魔法师们的各种技能。一时之间，整个虫穴全都染上了稀奇古怪的颜色。但后面赶来的双毛虫们依旧前赴后继，英勇无比，经验值蹭蹭蹭往上涨。只是比起上次来慢了许多，也是，他现在都 LV27了，慢一点也正常。此刻他已经全然忘记了徐婉和孙洋洋他们的等级，还在后面苦苦挣扎。货比货得扔。10分钟后，整个通道之中不再有虫族赶来，而整个窝点之中的虫茧也不再散发出莹莹白光，逐渐削弱。此时，虫后已经恢复了所有伤势，但是很不巧，亡灵傀儡们早就在虫茧前举起了剑，就等着落下去了。吃！鲜血迸溅，漫天的魔法随后跟了上来。这次他的下场跟上次截然不同，上次他好歹还能挣扎一下，可此时却连放技能的机会都没有了。击杀双毛虫后，经验加960000，获得黄级双毛法杖星号1，黄级双毛环佩星号1，低级兽核。战利品比上次少了一个虫卵，不过能换零食就行。眼看着楼梯出现，江疏宇让亡灵傀儡和鬼灵魔法师们继续往前冲，给他探路。跑了没一会儿，就如期看到了精致的冰堡。此时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冰堡的大门需要别的东西来打开，但是需要收集材料再请人制作。江疏宇不想浪费那个时间，还不如直接让亡灵傀儡们简单粗暴的砸开。现在距离他进入副本已经过去5个小时了，江疏宇早就让魔法师们准备好了魔法，朝着天空之上的雪团团丢出去。不仅如此，解决完最外围和寒冰广场外的雪团团后，江疏宇立马让手下集火攻击其中一对熊狐。熊狐快杀完的时候，江疏宇早就让傀儡们潜伏在冰堡四周，将那些蜜瞳无尾狐给抓了出来，尽数处决。几分钟而已，冰堡大门已经被攻破，一路上的熊狐还有5、7、8尾狐通通被收割。穿过冰雕之后，傀儡们推开了宫殿大门。冰雪9尾狐还是同之前那样，浑身慵懒，眼底都是无尽的懒散和不屑。打扰了呢，看来你不能睡一个好觉了。江疏宇说完这句话后，魔法师们已经先一步攻击，消耗了不少9尾狐的血条。他不耐烦地使出技能之时，江疏宇早就跑到了宫殿之外，做好了防备。数十个亡灵傀儡组成了盾牌，将狐火挡在了宫殿门口。其余的傀儡们都冲上去，一拥而上，抓毛发的抓毛发，抱尾巴的抱尾巴，而且力道十分大，不再像上次那样被甩出去了。冰雪9尾狐除了2个数据都强于傀儡，技能比较强大，其他的全然不行。这一局不到半个小时，9尾狐就倒在了地上。击杀 LV36冰雪9尾狐，经验加240000，获得绿级冰雪魔法书星号1，获得绿级冰雪9尾羽星号1，绿级冰雪9尾刀星号1，黄级兽核。此时距离他进入荒芜雪原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不出他所料，这次果然没能升级。副本大阵，听到钟声赶来的人全都被吓得不敢说话，因为此刻江疏宇的战绩是之前用时的一半，甚至还有人被吓得噎到了，手里啃的灵果都掉在了地上。等到江疏宇从副本涡流出现的时候，还有许多人没有缓过神来。江师弟，不，师兄，求带！江哥，你收徒吗？拜托带我刷一次荒芜雪原吧。圣地任务对我来说真的太难了。江师弟，你不是师弟，你去申请当个长老开个班吧。求你了，圣地任务真的狗的不能再狗了。呜呜，说话的人基本上都是普通弟子，
因为荒芜雪原实在太难了，他们想要进副本根本没有办法，找不齐人。就算找齐了，也没有人可以组织好他们，没有完备的武装，也没有一个合格的军师，更没有一个强大的领袖。此时此地此人完全符合天时地利人和，只要求助到了江疏雨，那他们的任务就不成问题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江疏雨似乎还没有正式拜入圣地，只能算一个预备役，他会不会帮助他们并不好说。果然，江疏雨眨了下眼睛，有些迷茫。各位师兄，你们说的是什么任务啊？江师弟，你是新来的还不懂，其实每个弟子在进入圣地之后都会被要求做一系列任务。对，只有做完了这些任务，我们才可以拜入内封，因为卡了好久，大风我们都不敢想了。有人补充道，现在我们几乎都被卡在了一个任务上，就是打通荒芜雪原。我们可以不要经验，不要武装，不要任何掉落的物品，只要能打过这个副本就行。江疏雨皱起眉，不是说只要付了贡献值就可以找人带的吗？确实有这么一说，可是那大多数都是内封底子搞出来的，我们这些普通弟子哪里能进得了别人的眼啊？大家纷纷自嘲起来。看江疏雨沉默，大家都谨小慎微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所以江师弟，我们都知道你没有收到任务，所以请问我们可以用贡献值交换吗？那位修士的话音落下之后便闭了嘴，忐忑不安地看着江疏雨。其他人同样也是如此。末了还有人补上一句，1000贡献值够不够？其他人也用力的点头，表示愿意。其实1000贡献值完全够了，别的弟子开出的价格都比这低上许多。不过江疏雨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他没准会乐意打个折。现在他正在计算自己进副本消除冷却时间，怎么着也要花上2500贡献值。如果带39个人进去，一趟能赚3万多。正好他最近还在担心贡献值不够用了，送上门来的贡献值不赚白不赚。只要自己没有满 LV36，没准还可以发展成短期副业，以后级别到了再去100人副本带团。他的眼底开始亮了起来。眼看单纯的小师弟突然醒悟出一条发家致富之道，大家都有些开心。当然最开心的就是他们可以搭上一条大船了。不过谁也不敢保证小师弟想通之后会不会答应他们这个请求。不过一会儿江疏雨就开口了，各位师兄，我可以帮助你们完成任务，可是我有一个要求。别说是一个要求了，10个要求都可以。众人激动起来，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好，那要是见到了雪灵果，各位师兄可不能跟我抢。江师弟放心吧，我们啥都不要，能过副本就可以。小问题，所以江师弟是答应带我们了。江疏雨轻轻颔首，众人感动的差点落泪。要不江师弟带我，还有我，江师弟看我已经耽误1年了。原本还忐忑不安的众人瞬间热闹起来，你争我抢。见状，江疏雨蹙起了眉头，这样一闹，耳边都乱哄哄的，该怎么处理？诸位同门，还请安静下来，团队副本只能进去40人罢了，各位不如排好队，按时间急缓，这样也可以让其他的同门有点时间。这样也行，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处理了。排队吧，哎。江疏雨感激地看向说话之人，多谢师姐。不客气。林景莞尔一笑，道：接下来你就可以自己处理了。江师弟，我们已经排好队了。排在后面的人大声喊道。排在第一个的人也当先解释，江师弟，你把弟子牌拿出来，我就可以将贡献值交给你了。哦，好。江疏雨将腰上的弟子牌取了下来，大家便开始一个个自发地扫起贡献值来。他抬头看向林景，多谢师姐，师姐可要一起？不收你的贡献值。哈哈，不用，师姐已经完成任务了。这样，好，那师姐，你以后有任务过不了，可以找我。林景一扬眉，这么好啊，那我可就不客气啦，师弟，到时候可别拒绝我。当然不会。就在二人聊天的间隙，急切的众人已经将贡献值都扫给了江疏雨。这是江疏雨第一次干这种事，他突然觉得靠自己充赢的弟子牌似乎更加沉甸甸了，那是一种充实感。不过他这样带团队的方式确实与众不同，因为别人组团都是输出跟被带的人按照2比1打的，否则根本带不动。但他这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样热闹的场景在众人进入荒芜雪原之后就安静了下来。荒芜雪原，众人感受到冷冽的寒风，心中的轻松前所未有。各位师兄师姐，你们跟在我后面就好，千万不要乱跑。众人纷纷拱手，绝对不乱跑，就跟在你后头。对，小爷，呸！师兄，我就不是那么不安分的人。甚至还有人抬手发誓，江师弟想让我去勾引黄级妖兽，我都不会多说一个字。对，露大腿都行。当然，这话是男弟子说的。江疏雨没绷住，笑出了声，倒也不需要你们做什么，我们走吧。嘎吱！忽然，众人眼前出现了一堆亡灵傀儡和鬼灵魔法师，一道更加寒冷的风从众人的心头划过。之前江师弟收拾苍梧的黑袍人，竟然只是其中一个召唤生灵，没想到江师弟竟然有这么多，我数，厉害啊！竟然有200多个。鬼修原来精神力这么强的吗？竟然可以召唤出这么多。他们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江疏雨打副本可以这么快，这比团队有效率多了呀。没有一人敢用探测术去看这些召唤生灵的数据，他们怕惹江疏雨不开心。眼看江疏雨迈步就走，他们连忙跟上。很快，众人就遇到了雪原多吉兽。就在众人提心吊胆之际，多吉兽就被几个亡灵傀儡跳上去，剑光一闪，魔法师的闪电火球一落，击杀 LV30雪原多吉兽，将领级妖兽，经验加9000。众人傻眼，这怎么跟他们想的不一样？就算6个小时就能打完副本，但是这么一个强大的妖兽，至少也要花上一会儿功夫吧？而且不应该先折几个召唤生灵才对吗？
我记得上次我和别人一起来，好像打了好几分钟来着。你那次来我知道，你们那40个人还都是 LV30以上的。太太，太恐怖了，有人已经接板了。既然如此，那江疏雨的召唤生灵属性得多强？江疏雨那边还在感慨经验值少太多了，但是没办法，谁让鬼修只能用功法卷轴学习技能呢？只有贡献值稳了，他变强的路才会稳。8万一份初级功法卷轴，他还得再多跑许多趟才行。后来，江疏雨带着众人的前进的速度不由得快了许多。他还安排了10个亡灵傀儡在大队伍最后方和侧方守着，方便保护这些师兄师姐。毕竟他实在不确定这些人到底有多菜，安全第一。一路上，大家都见证了江疏雨的简单粗暴，让召唤生灵上去招呼几下，一个眼神都不留的继续向前出发。我去，我感觉我不是在被带着打副本，而是被带着锻炼身体啊！我也是，第一次打副本一直追着妖兽的路线跑。抵达冻土层山脉后，冰川之下的众人如此渺小，像一群蚂蚁。就在他们以为要开始休息的时候，江疏雨的亡灵傀儡们似乎又加快了速度，众人才歇一口气，又不得不继续追了上去。但这回不再有经验值入账了，因为大家看到亡灵傀儡们正在狂奔，领着妖兽向前跑去，很快就不见了踪影。这是要把妖兽都引到哪里去啊？应该是冰川山脉之外吧？我记得这片冻土之中的社牛挺多的。美男的事情你们少管，赶紧跑吧，不然待会儿追不上了。哦，对，我还想看看这群社牛是怎么被技能给砸死的。半小时后，众人终于穿越了整片冻土山脉，来到了奇形怪状的雪林之前，气喘吁吁。艾玛，终于赶到了，真他娘的累啊！前面的现在开打没？应该快了。话音刚落，就见光影、冰雪、火花、闪电交织在天空中交织在一起，成抛物线落下。而后，众人就看见有妖兽被抛到半空之中。砰！一个爆炸声之后，便是接连的爆炸声。此刻众人的耳畔都有些发麻，若不是雪地吸收了许多音量，恐怕他们差点就会被震聋了。更让他们发麻的是，上万的经验值不断涌来，速度快得可怕。江疏雨的面色如常，没有逗留在此处继续练习枯骨烂炸，而是继续跟着傀儡们继续往虫穴方向跑去。也不知道这次运气怎么样，会不会碰到雪灵果。一片平整的雪地之上，开始出现了无数深深浅浅的脚印和众人呼吸的热浪。刚才的那个技能好厉害。此时大家都还没有缓过神来，还沉浸在上百只冻土社牛和双毛幼虫几乎同时被解决的记忆之中，根本没有说话的功夫。20多分钟后，江疏雨已经远远看见了那片蓝色小枝丫，依旧没有雪灵果出现的身影。清理完虫穴前的双毛虫后，江疏雨停下了脚步，让傀儡们先行赶路。师兄师姐们，你们就在此处等我，清理完妖兽后，我会让傀儡们给你们引路。好的，师弟。江师弟，你就放心去吧，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现在他们进入副本才3小时而已，按照常规团队的进度，走到这里至少都花了10几个小时了。只是让他们在这里乖乖等着，还不是小事一桩。几分钟后，咱们就在这杵着，不然呢？你打得过那些妖兽？别作死啊！行吧。又沉默了不知多久，有人开口了：“咱们不可能一直在这傻站着，什么也不干吧？”有人丢了个眼神，抛向了亡灵傀儡。师弟的召唤生灵看着我们呢，但只说了让我们等，也没说让我们什么也不做呀，对不对？不然真就让师弟一个人打副本，是不是太欺负人了点？你说的有道理。大家都有什么主意？要不先去拉一个幼虫来打？他们突然觉得自己又行了，几百个打不了，一个总降吧。此时39人的对话全都进了江疏雨的耳中，他有些无奈地扶了下额头，先不管，等他们打不过的时候，你们再出手。如此吩咐了亡灵傀儡后，应该不会有什么事了。幸好他以前看过的大众心理学书籍不少，不然还真猜不到他们下一步的动作。如果是百里奚，估计早就欢欢喜喜地架起篝火，弄好吃的等他了。那39人的动作也迅速得很，立马派出了几个坦克和加速类法修到虫穴周边的雪地里寻找双毛幼虫，其他人都在原地严阵以待，就等着围攻那一只妖兽了。不好意思，多拉了一只，他们太近了。法修治疗拉满，输出，你们准备丢技能上来打。坦克们狂奔而来，厚厚的雪层被踩实了几分。国粹，你们真行，要是我光荣牺牲了，就是你们几个坑害的。行了，别吐槽了，快啊！终于被治疗之后，坦克们又扭头冲上去，一直吸引2只妖兽的怒火。来啊，快来打你爷爷我啊！还有人扭起屁股来咬啊！这里肉多，被你咬不着。坦克的画风一直都是这么奇怪，这也是为什么古往今来觉醒出这类修炼之道的几乎都是难修的原因。被触怒的双毛虫立马转移了目标，朝着几个坦克冲了过去。输出的几位修士瞬间轻松许多，压力骤减。就在一个坦克差点被咬到屁股的时候，他忍不住骂骂咧咧的：“国粹，你们这些输出在干嘛？怎么还不快打？老子差点没屁股了！”闭嘴！我们在你上面打着呢，这皮也太厚了。坦克这时才抬头看去，只见幼虫身上有好几个人影闪烁，每个人都打得大汗淋漓。他们的攻击此时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卵用，哪里像江疏雨那样直接几剑就把妖兽解决了。都怪他太相信这帮人了，后悔。靠！行吧，我再跑快点。有没有法修妹妹再给我加点速度？谢谢。哎，谢谢姐姐，你是我救命恩人。就你嘴甜，快跑，待会儿小命落这儿了。糟了，双毛虫狂化了，在加速。
救命啊！以后我再也不惹你了，大哥，放过我吧。可惜坦克就算跑得再快，也没有妖兽快，就差几米，双毛虫就要追上那名坦克了。他们并不期待亡灵傀儡们会伸出援手，因为他们压根没想到江疏雨的召唤生灵距离是按千米算的。此时正在奋战的众人都以为他们现在只是毫无知觉的空架子而已。嘎吱，唰，骨头的摩擦声响起，数道剑影闪过，似乎看不下去眼前惨状的10个亡灵傀儡们都跳了起来，跃到了幼虫的背上，或是瞬移到了双毛虫的身侧。吃，鲜血喷涌出来，双毛虫嘶吼了一下，便瘫在地上一动不动。击杀 LV31双毛幼虫，经验加3000，获得双毛虫针刺星号5、星号2。2条信息出现之后，一位富有的修士当即从虚空收纳狱里取出了一个超大的帐篷，所有人几乎都瘫在了里面。呼，他们长长的舒出一口气，真的差点折在这儿了。是啊，幸好有江师弟的召唤生灵，不然我们现在估计大半都得重伤。刚才江师弟的召唤生灵真的帅到我了，要不是他们不是人，我都想嫁给他们了。哎，师妹你克制点，你平时可不这样，矜持。哼，难道你不觉得你的救命恩人帅？帅，当然帅了。说实话，老子也想嫁了，安全感满满啊。唉，又是一片叹息后，有人打破了沉默。咱们不去打妖兽了吧？打不过还累。你在说什么胡话呢？当然不打了，打个锤子，再也不去招惹了。呜呜，我也不想打了，差点被咬到屁股丢了清白，有阴影了。正在虫穴中收拾虫后的江疏雨看到他们安分下来，吐出一口浊气，怎么有种带娃的感觉？此时虫茧刚刚成型，虫后刚喊来他的子民们，傀儡和魔法师们已经蓄势待发了。虫穴之外，我去，那只王级妖兽的亲卫已经被打死了。有人忽然惊坐起来，我也看到了，怎么这么快啊？我们才休息没一会儿吧？江师弟的速度果真不能想象，不愧是灭绝副本第一人，这哪来的外号？怎么没听说过？我刚起的不行吗？得，你随意。没一会儿，众人就瞧见自己的经验值跟自己闹了鬼似的，哗哗上涨。这应该是虫后喊的那一波虫族吧？应该是的，但我记得应该没这么多才对吧？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江师弟比较厉害，所以副本看不惯他，多给他加了点难度？其他人斜眼看了过去，兄弟，你凭良心，这是加难度？这是给江师弟送经验吧？好像也是。那人萎靡下来，当我没说。话说这么多经验，要是江师弟不带我们，岂不是很快就超过我们了？我们这里最菜的都 LV30了，还要 LV27的小师弟带，确实是我们拖后腿了。师弟对我们太好了，我感动的想给他立碑。你别瞎搞，江师弟看到了，估计会把那碑给打烂的吧？人又没死。没过一会儿，江疏雨顺利的解决了王级妖兽荒原虫后，就见帐篷外的亡灵傀儡走了进来。众人哪里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快起来，走走走，出发了。喂，师弟别睡了，走了。这么快就好了，我还以为还要一会儿呢。就这样，江疏雨直接在虫穴外等着众人赶来。穿过虫穴之后，眼前明朗起来。啊，是雪团团！有位女修激动的指着天空之上的雪人，好可爱啊！如果不会攻击，我们就更好了。师妹，虽然现在是大白天的，但也不幸在副本里做梦啊。一位师兄语气沉重的拍了下他的肩膀。雪团团瞬间炸了，是鬼灵魔法师们的杰作。一旁有人插嘴道：“看吧，这才是遇见雪团团的正确操作。”哎，队伍又开始跑了，你们别聊了。哦，好。跑了一会儿，就到达了冰宫外的广场。这39位被带的修士都乖巧，自发的离魔法师们远了一点，就怕给江疏雨添麻烦。江疏雨很满意他们这回的识趣，暗自微微颔首。很快，熊湖和蜜桐无尾湖就被清理了个干净。众人跟着江疏雨穿过广场之后，就来到了冰堡大门前。只见冰宫的大门直接被江疏雨的召唤生灵们一番狂轰乱炸，他们都在风中凌乱了。还能这么开门呢？江师弟身上有什么不可能的？也是，在江师弟身上，万事皆有可能。待会儿我让傀儡们把露台炸出来，各位师兄师姐，你们就在露台上等我。江疏雨说完，扫视了众人一眼，看到他们都乖巧的点头，还有抱拳的，便放心的转身离去。等到众人都上了露台之后，都扒拉在冰栏杆边上看去。江疏雨已经走到了寝殿的位置，但他没有进去，就站在门外，看着亡灵傀儡和魔法师们出手，丝毫没有动作。众人也得以窥见了黄级妖兽的真面目。他们以前可都没有机会走到这一步，没想到冰雪九尾狐这么美。眼看着亡灵傀儡们和鬼灵魔法师的一步接着一步攻击，一位师兄的眼里透露着清澈的愚蠢，看着好简单的样子，我们下去帮忙。他旁边的一位师姐翻了个白眼，你忘记刚才你差点被幼虫咬屁股的事情了？可好汉不提方才勇，师兄师姐不过提醒你不要不自量力罢了，不然我们也不会在这一关卡那么久了。哎，也是。那位师兄落寞不已，手指摩挲着冰雕栏杆。本来以为进入圣地之后就能一跃成为最优秀的修士，可现实总是残酷的。进入圣地之后，他们才发现自己不过是普通弟子而已，跟那些内门弟子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纵使在郡里，他们已经是最优秀的一批人了，可在这里什么都不是。嗡，通关荒芜雪原任务完成，弟子牌传来了讯息，众人激动不已。天哪，终于过了，我有机会进内封了，太棒了！没想到我有生之年竟然能完成荒芜雪原任务。许多人喜极而泣，有的还抱在了一起，蹦蹦跳跳的。谢谢江师弟。
有人反应过来，朝着下方宫殿门口的江疏雨大声致谢：“多谢江师弟。”感激声此起彼伏，江疏雨也在恍惚间想象到了，如果他觉醒的修炼之道非常普通，自己会不会也是其中的一员呢？会不会也会成为其中落寞的一人，苦苦在圣地挣扎，拼命努力让自己获得圣地的认可，倾注更多的资源？这一趟花了7个小时，浪费了一些时间等待那些师兄师姐，但这个战绩同样惊人，将他雪峰打下的第2个纪录给挤了下去。钟声响起后，立马有一群人如旋风般跑到荒芜雪原入口前，整整齐齐地排着队，甚至到了大阵之外。江疏雨带着一群脸上同样带着喜悦的人出来之时，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画面，他当场看呆了去，脑中思绪杂乱万分。当真是只有累死的牛。他已经打了10几个小时，虽然没怎么出力，但是一直在跑，精神力一直反复消耗，很累的好吧。突然眼前出现了一个灵果，莫，这是凝神果，吃了就不会累了，当然只能应急用，老是不休息是不行的。抬眼看去，就见灵景继续道：“这是灵芝堂种出来的果子，是好东西，外面可买不到制一枚，只要500贡献值，需要吗？”难怪没有见到商会和集市卖过。江疏雨突然觉得眼前的师姐不去当销售真的可惜了，就凭这么一张为人着想的嘴，就没办法让人不买。好，多谢师姐。江疏雨说着，手指摸向了腰间的弟子牌：“给我6枚吧。”“谢谢师姐。”“谢谢灰姑来，拿着。”收到了3000贡献值的灵景笑眯眯的，想来是已经打好了算盘的。吧唧，一口咬下去后，江疏雨的疲惫感已经消散了不少，感觉像是来了个8小时深睡眠一样。厉害吧？不会让你亏的。灵景看到他恢复了精神，探头看向他，既然师弟已经休息好了，就好好继续忙吧。任重而道远，他的胳膊伸出展开，遥遥向着大阵之外。江疏雨差点没被后面的人影给吓得噎到。大家排好队，江师弟已经准备好了，还是跟上次一样，任务卡得久的先来。不多时，原本看见江疏雨后还有些吵闹的队伍瞬间安静下来，期待无比。他们都觉得自己给这位小师弟添了麻烦，所以不会开头闹。而江疏雨也没有告诉他们，自己本来就想进副本找雪灵果，只是和上一次提了同样的要求。江疏雨前脚刚带着人消失在荒芜雪原入口前，后脚又赶来了几拨人。哎，吃个饭的功夫怎么就错过了呢？我也是，才刨2口饭呢。我决定不走了，就在这里守着。我就不信了。你在哪里？江师弟愿意带人进荒芜雪原副本了，每次都有39个名额，你快来，好多人排队呢。原本短了一截的队伍再次长了起来。踏雪峰，哦，原来这个江疏雨也不是很厉害嘛，就是召唤生灵多了点，会个炸妖兽尸骸的技能而已。哼，既然如此，只要让他没办法召唤，也没有办法接触到尸骸，那他这个鬼修什么都不是。傅燕慈看着玉简传来的消息，分析着江疏雨的弱点，怨毒的眼神底下都是嫉妒和恨意。他始终觉得是江疏雨抢走了属于他的荣光，抢走了他的冰莲，还让整个圣地和玄武大陆的人看了他的笑话。最重要的是，他一个普通弟子觉醒的鬼修为什么会这么强？他才是天之骄子，不仅有家世背景，还有超强的天赋，应该才配得上拥有那样的修炼之道。江疏雨现在展露出来的天赋实在太强了，让他不得不忌惮。去，让藏阳峰的苍梧过来。是。身旁的人领命而去，心中也期待着看江疏雨的笑话。副本大阵，第2波团队的人已经带了出来，每个人眼底的谢意真挚诚心，让江疏雨感觉心里暖烘烘的。现在距离大典还有30多个小时，还能再来5批人。这时已经没有灵景的身影了，他盘膝而坐休息了5分钟，拿出一枚凝神果啃了起来。看他吃完，站起身后，排在第1个的弟子才将弟子牌递了过去。谢谢师弟。江疏雨就这样在带着师兄师姐们完成任务的时间中度过，丝毫不知道素不相识的人对他的算计，也不知道玉简的论坛广场已经有了一个热门话题。玄武圣地此届大陆首席还未正式入门，竟已带老弟子们完成团队副本任务。就在他辛辛苦苦打副本的最后1日，大典前1日，已经有不少弟子到了圣地，准备一应报道事宜。到处都是老弟子和新弟子的身影，热闹得很。某2人洞府，呼，终于收拾得差不多了。徐婉擦擦额角的汗，找了个蒲团盘膝而坐，入定休息。但他的思绪显然不在此处。江疏雨这几天闹的动静可真够大的，竟然带着老弟子一起进团队副本。可惜我等级不够，连那个副本都进不去。话说这些贡献值可真够贵的，一点也不经用，才刷去住洞府的贡献值就肉疼的要死。我才得了2000奖励，也不知道大陆首席的奖励有多少，肯定很多，真羡慕。他的脑海中尽是对江疏雨的羡慕和佩服。现在他连跟江疏雨较劲的一点心思都没有了。一道女声传来，徐婉抬头看去，竟然是你。好巧。安慧的眼底也流露出轻松来，推门前的紧张一丁点都没有了。毕竟2人也算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了。副本大阵，江疏雨已经带人在荒芜雪原扫荡了5次了，就差最后一次打完刚好赶去大典，正好也只剩下30几个老弟子了。各位师兄师姐，我带团队的规矩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就不再重复，你们好好跟着我就行。多谢江师弟。一行人的身影消失在副本入口之前。秘境，一个白胡子血气方刚的老头吹胡子瞪眼地看着南辰星，你能不能管管你看好的苗子？死。老千，你那么大嗓门做什么啊？我看好的苗子怎么了？南辰星根本不会觉得江疏雨那样的闷葫芦能闯出什么祸来，随意的瘪瘪嘴巴，掏了下耳朵。百里千珏看他样子悠哉，更气了，
开口道：“小剧场，李靖，我为什么叫李靖？”春淼，因为你像托塔天王啊。李靖，哦，还有这渊源，那好听了。百里，你别气，坐下来慢慢说啊。李靖赶紧给他倒了一杯茶，递给了百里千珏。多谢。咕噜，是这样的，你看好的苗子竟然在副本大阵里边收贡献值，带人完成任务。啪！说到此处，百里千珏气得一拍大腿，声音响亮：“这不是一直都有的事儿吗？怎么，别人干的，小苗子干不的？”南辰星知道了这事儿之后，更加不慌了，慢悠悠地品起茶来。关键，他带的是39个啊！你看看，已经带了好几波了。这些年没能完成荒芜雪原任务的弟子，全都完成了。哦，还有这样的好事？他收的贡献值是多少？可不能便宜了别的小家伙，我得给他长长眼。看到南辰星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不仅不跟他同仇敌忾，竟然还有要给江疏雨撑腰的意思，百里千珏更气了。你也不想想，圣地弄这些任务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能够筛选出真正值得培养的天才来啊！可是小苗苗也没有违反任何一个规定啊，老千，你倒是说说看，小苗苗哪一点做的不对？这，百里千珏被噎住了，他也不知道江疏雨哪里做的不对，就是不合适啊。哼！南辰星一改刚才的痞子气，圣地有些规矩本来就有问题，虽然剔除了不少人品有问题的，但多少好苗子就是因为不会和人打交道，被排挤，甚至连任务都完不成，不能得到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资源。这些事情你不会不清楚，怎么不见你管？我倒是觉得小苗苗这次干得漂亮。在百里千珏上火的关头，李靖也来添了一把柴火。是啊，我也觉得圣地的某些规矩不合适，几百年了，早就该整治一番了。百里千珏不断在心里跟自己说不生气不生气，一边给自己倒茶消火。最后他站了起来，你就可劲向着他吧。哎，百里，这话可不对，我是站在正义这一方的。李靖义正言辞地摸着自己的胸脯，哼，公道自在人心。老千，反正我这儿的态度就是，你要是找小苗苗的麻烦，我就去拆了你的副本大阵。百里千珏沉默了。别看南辰星笑眯眯的，但手段雷厉风行，说到做到，不然也不是叱咤玄武大陆的新尊了。他也是顾及到这一点，才先来找南辰星，而不是自己先私下处理的。百里千珏最终还是气呼呼的离开了此处，连招呼都不打。这百里真是倔脾气，就不会拐弯吗？这东西本来就很难改，而且他也只听得进那小丫头的话，我就没指望能跟他讲道理。南辰星从容的饮了一杯茶，想到江疏雨干的事情，嘴角不由自主的抬了起来。哼，也是。李靖无奈的摇摇头，叹息一声。副本大阵，最后一次，江疏雨好运的遇见了雪灵果。啊，是雪灵果！没想到我们真的遇到了，运气真好啊！老天爷真眷顾我们。但这批人并不像第一波人那样懂得感恩，在看见雪灵果的时候，眼睛亮得不行，就要上去摘。数个亡灵傀儡上前一步，拦住了他们。各位师兄师姐，我的规矩你们可是忘了？众人都知道那个规矩，分经验，分掉落物品，听指挥，遇到的雪灵果都归江疏雨。那几个贪心之人的脸色变了又变，有的愧疚，有的却阴沉了几分。有人还是不服气，凭什么？这里有这么多雪灵果，总不能全都归你一个人吧？再有异议，我就踢你出去。江疏雨的目光冰冷下来，他礼貌客气，但那是对正常人的，不代表他没有脾气。那人瞬间蔫巴了，不敢继续说话。江疏雨作为领队，随时可以把他踢出去，而踢出去后，他这个任务还要继续卡下去。但他的眼神中依旧是挥之不去的贪婪与恨意。当然了，这样的人不止他一个，似乎江疏雨抢走了他们的宝贝似的。很快，2个亡灵傀儡或者2个魔法师就守着一株蓝色小枝丫，等待着江疏雨攫取上面晶莹剔透的雪灵果。那些贪心的修士愤恨不已，但也不敢上去和江疏雨的召唤生灵对上。他们是清楚这些幽冥系生灵的恐怖的。一部分识趣的人知道江疏雨要开始训练技能了，就走到一边安顿下来。平日里走到此处都花了不少时间，如今走到这里根本没多久，所以他们一点都不着急。只见江疏雨的水波纹道袍一会儿被黑色铠甲覆盖，一会儿又松散开，他不厌其烦地练习着技能。因为6段甲的精神力消耗低，很快江疏雨的这个技能就升了好几级。看到江疏雨的技能不断提升，雪灵果一枚枚进了他的肚子，一部分人看得眼睛发红。半小时后，江疏雨的6段甲已经到了 LV27，同级的类似修士的防御不过还在500到700之间徘徊，但江疏雨的6段甲已经可以再给他附加2700的防御了。外挂加成30倍之后，江疏雨突然想试试和冰雪九尾狐硬刚的感觉了。就算是妖兽又怎么样？防御这块已经宛若云泥，再加上他的魂火，九尾狐估计都打不过他。眼看蓝色小枝丫上还有不少雪灵果，江疏雨若无旁人的继续训练起技能熟练度来。他不断对着有影子的地方施展影子纠缠，竟然真的可以增加熟练度。很快，影子纠缠也到了 LV27，整片冰川天地都变得昏暗许多。现在所有技能就剩下枯骨烂炸，没法训练了。江疏雨也没有办法把这些雪灵果带出去用。看着剩下的70来颗，他摘了几枚，打算一会儿用，派所有的傀儡和魔法师向虫穴里赶去，便留下一句：剩下的给你们分吧，我进去清理妖兽，你们在外面等着，别跟进来。等江疏雨走后，一群人不敢置信的你瞧我，我瞧你，之后便朝其他人动起手来。都是我的，不许跟我抢，我就要这几颗，你们去其他地方。小剧场，江疏雨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这些人真丑陋。春淼，江哥，忍忍，想想你赚了钱，乖哈。
江疏雨，好，背着手默默擦刀子。经过此波折之后，江疏雨对这些人的感官差了不少。虽然第一波人会自己拉妖兽来打，但是都明白自己的定位，哪里像这些人一样不知轻重。圣地食堂，以后你想吃什么，都跟本小姐说，我全给你包了。徐婉高兴地拍着自己的胸脯，拉着安慧的手。一夜过去，二人已经拉近了不少距离。而徐婉零食多也主动提出这个话，毕竟零食对他来说就是毛毛雨。等二人到了圣地广场的时候，还有1个小时才开始大典。江策早就站在了香菜郡的专属范围内，一身竹纹白衣，背负长剑，潇洒倜傥。他一身气质出尘，早就吸引了不少女修的目光。就在徐婉和安慧从别的郡范围路过的时候，都能听见别的女修激动的声音：“快看那儿，那个剑修好帅啊！啊，我死了！怎么能有这么人神共愤的人？我要是有这么帅就好了！清醒一点，妹妹，你是女孩子。”这些声音虽然都被压低了许多，但以江策的耳力必然能听见。但他面色淡然，似乎毫无所觉，只是眼神朝着安慧和徐婉飘了过来。早啊！安慧和徐婉都回应了他。徐婉眼唇打趣道：“我们的江大公子还蛮受欢迎的嘛。”江策握拳挡住鼻子，轻咳一声，很自然地转移了话题。江疏雨呢？怎么还没见他来？闻言，安慧也有些好奇地看向徐婉。对啊，这位大陆首席不会还在打副本吧？确实有可能，应该快来了吧？他不是不守时的人。徐婉深以为然地点点头，如此说道。副本大阵还有半小时，应该来得及。呼，江疏雨松了一口气。此时他已经升到了 LV28，虽然进展缓慢，但他赚到了20多万贡献值，荷包鼓鼓，钵满盆满。他盘坐在原地入定休整了一会儿，就到事务中心去提交任务换贡献值了。这段时间的掉落物品也算多，提交任务后得了差不多1万贡献值。不过现在算下来，他也就只有38万，只够买一小把功法卷轴，还是不够，得找点别的路子。距离大典开始还有1炷香的时刻，看着广场上的香不断焚烧，徐婉不由得担忧起来。那个呆子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来？他来了。江策抱着胳膊，扬眉看向江疏雨来的方向。徐婉看见人影，松了一口气。而安慧则是好奇，不知道最近一直在打副本的大陆首席如今是什么模样。江策却敏锐地嗅到了江疏雨的气息，他的气血旺盛很多，更强了。剑心通明的他，此时背后的剑在微微震颤，战意涌现。安慧也有些激动，想要试试如今的江疏雨有多强。注意到江疏雨到达的人群骚动起来，大陆首席来了，怎么感觉他更厉害？残暴！你不知道他最近都带着圣地的一些老弟子做任务打副本吗？可猛了！我的天，这么厉害，太可怕了吧！我救命恩人竟然这么厉害，我要向他学习。江疏雨，我们在这里！徐婉跳起来招手喊道。江疏雨抬眼走了过去，微笑着：“你们已经到了呀？真早。”徐婉无奈地扶着额头：“你也不看看，广场都有这么多人了。”江兄，你现在多少级了？江策和安慧异口同声问出了他们最好奇的一个问题。LV28。听到这话，就连徐婉也止住了呼吸。他知道江疏雨历练很快，但没有想到这么夸张。所以你这段日子都在玄武圣地里打副本？不然呢？江疏雨反将一军，倒想看看徐婉会怎么做。不然？徐婉愣住了。不然，好像确实也只能打副本了。安慧也觉得，在圣地之中，确实除了打副本就没有别的事可以做了。徐婉叹了口气，真羡慕你，你的贡献值那么多，可以打好多次副本，贡献值真的太难赚了。我的实力还不够带人打副本，贡献值都是一次性买卖，酸了。江疏雨也觉得贡献值有一点难赚，但应该不像徐婉说的那么夸张吧。一旁的江策开口道：“看玉简上说你最近都带人打副本，可是没想到你的级别竟然还会升得这么快。”广场上的一炷香燃尽，众人都感受到一股威压突然出现，于是全部噤声。诸位弟子，你们好，我是外室堂堂主贺延庭，首先欢迎你们来到玄武圣地。我知道你们都是各自郡里的天才，还有不少郡首席，甚至有大陆首席，但是希望你们今后清楚一件事，玄武圣地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你们的新征程。今后你们会在圣地之中学到许多你们不曾接触过的东西，遇到许多没有见过的副本和秘境，但是你们放心，圣地之中有长老指导你们。相信你们已经知道了，在圣地之中需要用贡献值来达到你们生活与历练的许多目的，你们可以通过完成任务来换取贡献值，任务待会儿就发到你们的弟子牌中。在圣地之中有3种弟子，普通弟子、内封弟子，也就是内门弟子，还有大封弟子。如今你们才踏出第一步，道阻且长。你们云端之中，南辰星瘪瘪嘴吐槽起来，这老贺为啥每年说的话都一样啊？我都听腻了。切，成天挑3拣4的，要不然你来。哟，老千，这可是你说的，那明年就让我来了哈。南辰星立马扭头看向李靖，靖哥哥，明年你可得帮我写一段啊。李靖瞥了他一眼，不动声色地翻了个白眼，用得上我吗？你只要站上去就口若悬河了。靖哥哥，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南辰星顿感委屈，拉着他的袖子，去，堂堂星尊像个小女娃一样，成何体统？李靖毫不留情地打开了他的手，任由南辰星在一旁继续叨叨，李靖就是不为所动，两手交叠在腹部，啥也不说，活像一尊雕塑。过了半个小时，贺延庭的话语才移到了正题上。玄武圣地的迎新大典每年都有一个节目，往年的弟子可以出贡献值选新弟子挑战，你们这些新弟子可以选择拒绝，
但如果赢了就可以获得贡献值，听起来是个很合算的买卖。但是老弟子们修行的时间都比他们久，谁占便宜还说不定呢。这个节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压一下这些刚入门的天才的气焰，好让他们知道天外有天。南辰星乐呵呵的，哎呀，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挑小苗苗啊。李靖的嘴角一抽，谁会那么不长眼，自讨苦吃？又不是不知道江疏雨更新了好几条战绩的事情。新弟子们正愁没有贡献值呢，就送来了一个香饽饽。输了啥事都没有，赢了可以得贡献值，真好。反正他们是新弟子，也不怕丢人。贺堂主，请问是生死战吗？当然不是了，只是让你们切磋而已。看到广场中间的比武台没？上面布置了阵法，能够保证你们的安全，只要在上边切磋就好。如果缺胳膊断腿了，圣地也会给你们治好。级别方面不用担心，会以低的那方为准，技能也是。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不比是不是太没趣了？老弟子们早就兴奋不已，这是圣地给他们布置的任务，只要完成了就有贡献值。他们纷纷选出了一个新弟子，战意熊熊。江疏雨，我要挑战你！此话一出，不论是老弟子还是新弟子，都忍不住看了过去。不知道是谁这么嚣张，竟然敢挑战我们的大陆首席！新弟子们都不明所以，好奇地看着二人之间接下来会碰撞出什么火花。谁的骨头这么硬啊？竟然敢挑战江师弟！这是不少圣地的老弟子心中所想。扭头一看，哦，是苍梧，那没事了，看来江师弟已经赢了。苍梧被江疏雨吓得腿打颤的影像，早就有不少弟子见过了，谁都不认为苍梧能打过这位后起之秀。江疏雨看到苍梧之后，眼底的烦躁与蔑视都收敛在了睫毛之后。哦，你准备出多少贡献值？苍梧冷哼一声，6000。没见过像我出手这么大方的吧？土包子。最近他也问过那些普通弟子，江疏雨带人打副本收多少贡献值，就是死活撬不出来一点消息。但是想来应该也不会很多。吃。江疏雨嗤笑一声，才这么点。苍梧想到自己胜券在握，底气更加足了，他一脸不屑看向江疏雨。那你说，你想要多少？至少10万吧。老弟子们都忍不住哗然，他们这一群人贡献值也就几大千而已，最富有的不过万，哪里能出得起10万啊？你疯了，还是我傻了？你以为你值10万贡献值吗？苍梧的眼底都是阴鸷，恨不得当场怒骂江疏雨了。哼，江疏雨毫不介意他的无礼，只是人畜无害的微笑起来。既然师兄没有10万，那我退一步好了，我们开一个赌盘，以我身上所有的贡献值为赌注。如果我输了，我的贡献值全部归你所有；如果师兄输了，就要按照赔率，以我的贡献值为基础，将贡献值付给我。苍梧皱起眉头，有些犹豫。苍梧师兄，不会不敢吧？江疏雨突然笑得友善极了，让从没有见过他这副模样的人心里发颤。李靖拉了下衣襟，你看中的小苗苗是跟你学坏了吧？怎么现在越来越像小狐狸了？南辰星眯着眸子，老李，我哪里像狐狸了？你现在不就是？百里千绝又呛了一声。昨日不欢而散之后，现在的百里千绝已经沉浸在了呛南辰星的乐趣之中。好，我答应你。听到苍梧答应，几位老江湖都惊呆了。这小子莫不是脑子有问题？南辰星十分不客气，他也不用脚趾头想想，如果别人没有必胜的把握，怎么会说出这番话？得亏周正贤不在这儿，否则得被气成什么样？李靖摇摇头，这一次百里千绝倒是没有再呛南辰星了，这是眼巴巴的上赶着给人送钱啊，怕一会儿别被赔得倾家荡产。老千，你知道小苗苗现在身上有多少贡献值？南辰星挑了一下眉，你家小苗苗现在有30多万贡献值呢。百里千绝说完，还咂巴了下嘴巴，哟，还挺有钱，是吧，靖哥哥？何止有钱，怕是内封那些天天做任务的顶尖弟子都没有办法拿出30多万。李靖不禁为了苍梧的愚蠢摇头叹息，这藏阳峰的弟子惹谁不好，偏偏惹你家小苗苗。第一场 LV 36万和风司听贤对阵 LV 19七白俊俊首席夏季之，两人都是寒武射手，所以都从比武台上取了一套普通弓箭，相互对视。不一会儿，司听贤的等级就从 LV 36降到了 LV 19，但他一脸淡然，并不惧怕，反而还宽慰起紧张的夏季之来。师弟，别紧张，只是切磋而已。夏季之点点头，捏着弓的手越发紧了。开始。贺延廷的话音落下之后，司听贤的身影一闪，就消失在了夏季之的眼前，而一支利箭也从前方飞来。夏季之没有办法，只能侧身躲避，然后才搭弓拉弦。师弟，我在这里呢。他背后的司听贤笑眯眯的将弦对准了夏季之的脖子，那锋利的如刀子一般的弦，只要再往上抬几分，就能让夏季之人手分离。但司听贤没有趁人之危的意思，迅速退开，换到了另一个方向。夏季之咽了一口唾沫，赶紧找准机会，准备将箭射出去。但就在他调整好方向的时候，司听贤已经射出了箭。苍风烈箭，司听贤的箭瞬间化为了好几根，朝着夏季之飞射而去。夏季之突然慌了，顾不得许多，直接将手中的箭射了出去，但也只能挡住其中一根罢了。就在他闪身之时，司听贤的手速飞快，又射出了一记灵气箭。灵气箭凭空凝聚，瞬息而成，通体银蓝色。这支箭的速度比前一发快了许多，就在夏季之刚落地的时候，就打在了他的身上。得胜之势越发明显，司听贤也不再留手，又是好几记灵气箭。我输了。夏季之立马识时务的举手投降。在这次比武之中，他也明白了自己和老弟子之间的差距，没有一点不甘心。他知道自己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多谢师兄指点。夏季之立马抱拳朝司听贤行礼。
而司听贤的眼底流露出一丝惊讶，他没有想到眼前的小师弟竟然还会感谢他，瞬间有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他弯起了眸子，笑着道：“不用客气，师弟，咱们射手总不能一直都待在坦克背后，还是需要增强自身的实力才行。谢谢师兄。”司听贤不再多言，微微颔首，转身离去。一场场下去之后，几乎所有新弟子都被老弟子压着打，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徐婉和安慧。哎呀，气死我了！那个老弟子好嚣张啊，不就比我提前拜入圣地吗？竟然还嘲讽我！徐婉气呼呼的叉着腰，安慧也有些生气，但他知道是自己技不如人，而且那位师姐也没针对他，所以就和徐婉同仇敌忾起来。就是那个老弟子也太过分了，晚过几年一定要找他比武，把场子给找回来。要是你一个人打不过他，我就陪你一起打。谢谢慧慧，你最好了。江策和江疏雨都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为什么他们的关系能发展得这么迅速，而且还2打1，不是欺负人了吗？ LV26 藏阳峰苍梧对阵 LV28 湘菜郡大陆首席江疏雨。比武台上刚出现这行字，整个广场上的人都哗然起来。我的天啊，大陆首席已经 LV28 了，江师弟这段日子到底经历了什么？怎么这么变态？带人进副本也能升级这么快吗？好羡慕啊，我哭了。话说这样看来，苍梧不是输定了吗？估计还会赔得连底裤都不剩了。江师弟这几天带一个弟子就是1000贡献值，身上少说也有20几万。死！老弟子们看向苍梧的目光突然充满了同情，而新弟子们皆是纷纷震惊。他们早就知道这位大陆首席很厉害，但没有想到竟然连级别在短短几日内都升了这么多。卷王啊！比武台上的阵法有屏蔽音量的效果，苍梧完全不知道外面在说什么，他只知道他手里的底牌将要把这位傲气的大陆首席狠狠地踩在脚底下。他得意地看着江疏雨，不就是大陆首席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江疏雨不置可否，只是微笑着，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等级比你高一点而已。苍梧被噎了一下，又开口道：“我从小就进入了玄武圣地，接受内部培养，从小就是天才，不是你这种乡巴佬能比的。”确实，也只有等级能比得上师兄。苍梧的眼神变得阴鸷起来。你不要以为你的运气可以一直好下去，没有星尊，你什么都不是。哦，所以也只有等级比师兄强了。江疏雨的阴阳怪气让苍梧听了非常不舒服，他最后发了狠，看老子不把你打趴下，让你知道什么叫爷爷。江疏雨弯着的月牙眸子眯了起来，苍梧突然感觉背后顿生寒意，忍不住向后退了一步。南辰星在云端忍不住吐槽起来：“不行，周峰主在哪儿呢？他这是怎么教的弟子？怎么这么讨厌？”李靖无奈的摇摇头，拍了下他的肩膀：“你冷静一点，这可是给你家小苗苗送上门的香饽饽，待会儿他肯定会被揍得很惨的，放心吧。”南辰星被劝住了，冷静下来。哦对，差点忘了这茬，这小子比不上江疏雨。看他放松下来，又翘起二郎腿，李靖忍不住心中腹诽：幼稚。比武台上，江疏雨已经召唤出了一个亡灵傀儡，而苍梧的手中出现了一张符箓，他手捏符箓，飞快地避开亡灵傀儡，蹲下身子，符箓瞬间融入了比武台，亡灵傀儡瞬间在台上消失。江疏雨突然有一种感觉，他不能再召唤傀儡或者魔法师了。不管是随时看着比武台的贺堂主，还是云雾中的南辰星三人皆皱起眉头。这个召唤禁咒可是终极宝物， LV50以上的人才有的东西，是谁要对付江疏雨？南辰星出言宽慰旁边的二人：“别担心，我看好的苗子怎么能只有召唤这一种手段呢？”在副本大阵观察过江疏雨的百里千诀，非常赞同的点点头，就是这小子手段多，可怕的很呢。召唤生灵不过是他最没用的一个手段。可是比武台上的苍梧并不做慈想，哼，现在你不能召出你的召唤生灵了，我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招？哦，是吗？看来苍师兄真是有够小看我的啊。江疏雨从容地回复了他这么一句话，毫不掩饰他眼中的厌恶。底下的湘菜郡几人都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抹神色。江疏雨和这个人有过节？徐婉最先发问。从一开始江疏雨身上流露出杀气的事情来看，应该是死结。安慧作为影子猎手，对杀气最为敏感。徐婉睁大了眼睛，杀气？什么时候的事情？就是那个人说要挑战江疏雨的时候。剑心通明的好战分子江策也感觉到了。天哪，我竟然是最后一个发现的人！徐婉不可思议地捂住嘴巴。安慧笑笑，正常，因为你的修炼之道不需要在刀口上舔血，我们比较接近杀戮之道，所以敏锐。徐婉嘟起嘴巴，抱起胳膊，好吧，那就这样吧。慧慧你也太会安慰人了。比武台上的苍梧还在继续嘲讽江疏雨。哈哈，江疏雨，感到恐惧吧？现在你的2个技能都不能用了，我看你要怎么对付我。苍梧运转起他的奥术来，他周身环绕的法球全都变成了锥状，杀气凛然。过了一会儿，上面全都染上了火焰。江疏雨依旧平静地看着他。苍梧不乐意了，快求饶啊！只要你跪下来求饶，喊我爷爷，我就放过你。江疏雨的怒火在成吨增加，身上的杀意几乎要凝为了实质，但苍梧没有一点危机即将到来的自觉，依旧一脸高傲。唰！苍梧周围的火点子全都冲向了江疏雨。焚烧吧，最好把江疏雨烧成骨灰。这种垃圾本来就该如尘埃一般卑微。他放肆地大笑着，全然没有注意到火海中的江疏雨身上已经凝结了漆黑的6段甲。6段甲的防御力早就破万了，这些火海在江疏雨面前就像是没有温度的幻象而已。他缓步走了出来，苍梧却像见了鬼一样。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没有死？我的火海明明伤害很高。他不甘心的再次施展别的技能，将各种凝结了风、土与水的奥数丢了出去。但那些奥数砸在了江疏雨身上时，却像是丢在了墙面上，噗，无一不是消失或者掉落在地面上。江疏雨满意的看着他眼中的惊慌，却面色如常。他试着以苍梧曾经看着他的那种视人为蝼蚁的眼神看向他，轻飘飘的语气却像巨石一般沉重。你玩够了没？是不是该我了？果然，这么一击之下，苍梧整个人都崩溃了。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赢过我？我才是天之骄子。江疏雨没有管他的戏，伸手一挥，一道蓝色的光影从苍梧的眼前划过。啊，好痛啊！我的灵魂，你为什么能伤到我的？后面的话，苍梧根本没有力气再说出来了。只见他抱着自己的头，用力的摇晃着，试图将他灵魂之中的那一抹蓝色的火焰给晃出去，但终究还是无济于事。他的双眼开始无神，全身都被火焰灼烧了个干净。哗！一道光芒从天而降，苍梧消失在了场中。圣地安排的法修立马上前为他治疗。江疏雨压下心中的暴力，如果这不是在比武台上，苍梧早就死了。莫不是真的以为他没有了亡灵傀儡和鬼灵魔法师，就真的手无缚鸡之力了吗？笑话！台下的众人都被惊呆了。如果是见识过他秒杀妖兽的老弟子们就算了，但他们也没有想过江疏雨竟然可以秒杀修士啊！再次见证江疏雨强大实力的迷弟迷妹们双眼放光。啊！江疏雨身上的黑色铠甲好酷啊，我也想要。你想要个啥？这是别人的技能，偷都没法偷，你就看看得了。江疏雨怎么那么霸气啊？竟然把老弟子做成这样，好帅啊！你刚刚不还说那个剑修帅吗？不冲突，不冲突！阵法撤去，江疏雨居高临下的看着被治疗后缓过来的苍梧。你说了。看着苍梧没有开口的意思，江疏雨非常善解人意的替他开口了。苍梧怨恨的看向他，但同时也惊惧不已。还好他还活着，只需要赔一点贡献值就好了。虽然他还是讨厌江疏雨，但再也不敢上去触他的眉头了。贺堂主一个闪身出现在比武台上，刚才苍梧拿出符箓的时候，他就有些气闷了。这不是当场挑衅他的威严吗？他藏下心中的幸灾乐祸，淡然开口，语气公正无比。此次比试，江疏雨胜。因为你二人开的赌牌没有人下注，所以按照1比1的赔率，苍梧需要向江疏雨支付381450贡献值。苍梧吓得从地上蹦了起来，指着江疏雨，不可能，你一个刚来圣地几天的新弟子，怎么能有这么多贡献值？旁边有修士幸灾乐祸的看着他，当然也有人想上去提醒，但是贺堂主的威压实在太强了。贺堂主的气息此时一压，空气冰冷了几分，众人都不敢大口呼吸。你是在质疑我的公正吗？贺堂主，我没有质疑你，只是他一个新弟子，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贡献值？是不是应该查查？贺延廷的脸色冰冷下去，哼，看来你是觉得老夫不公正了是吧？苍梧蔫巴了，不是的，弟子只是没有那么多贡献值而已。没关系，圣地这边查到你的弟子牌上有13万贡献值，我先划给江疏雨了。贺堂主在这里的堂主另上一顿操作，苍梧瞬间一贫如洗，看得众人一片唏嘘。你说他惹谁不好，偏偏去惹江师弟？是啊，他又不是不知道江师弟有多强，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拦也拦不住。贺堂主后面的话将苍梧的腰杆直接压了下去，剩下的251450贡献值，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好，半年内必须还清，否则你可以选择让我到你家里去要，或者是逐出圣地。到家里去要，那他家里人还不得把他打死，甚至还会让同族的不少子弟看他的笑话。不可以！苍梧难以置信的向后退了几步。贺堂主同样没有管他的那么多戏，袖子一甩，气呼呼的离开了。他还是头一回这样被圣地的弟子扫了面子。江疏雨下台前，眼神轻轻的从苍梧身上飘了过去。这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多行不义必自毙。今天只是给他一个教训罢了，要是在圣地外遇到了，他一定……迎新大典就在这样的一场闹剧中结束了。明日开始，长老们统一授课，但是想选哪个为长老，圣地没有一点限制，全凭喜好。江木头，你也太帅了吧！既然我们俩已经遇到了，以后可得带我过副本啊！江疏雨点头应了，说的像是以前没带你刷副本一样。可徐婉的脸瞬间涨红起来，那谁让你是我师兄呢？带我不是应该的吗？但江疏雨现在心中唯一的念头是，你脸红个泡泡糊啊！玉简亮了起来，疏雨，准备一下，半个时辰后出发。这么快？江疏雨没想到新尊的效率这么高，大典才刚结束呢。不过他需要准备什么？准备零食，那你要用的量准备就好。到了外界，贡献值的作用就没这么大了。徐婉疑惑的背着手，探头看向江疏雨，发生什么事情了？新尊说要带我去修罗之地。徐婉疑惑的挑了下眉毛，就听见江策回答了他。修罗之地是人族真正的战场，最前线的地方，魔窟跟我们人族已经打了上千年的仗了。最前线的地方？徐婉傻了眼，带你去那么危险的地方，你受得了吗？江疏雨笑笑，有什么受得了受不了的？江策也替他解释起来，那个地方的副本和秘境可不少，以江兄的实力，恐怕会在那里混得风生水起，到时候也许能拿到不少宝物呢。说到这里，江策的眼里有些羡慕，我也好想去那个地方啊，可惜我实力不够。众人分别后，江疏雨只得来到交易集市，将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换成了零食，瞬间多了200多万。他买了一堆蓝药，以防不时之需。他突然想到了凝神果，于是触发了传送符到了副本大阵。逛了一圈之后，一无所获。但是用玉简找灵井，对面也没有什么反馈，
可能是在做什么任务。江疏雨有些懊悔自己没有多买一些，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只能回到洞府等南辰星。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星尊很快就到了。江疏雨点点头，零食、食物是百里奚留下来的那一堆，他几乎全都带上了。南辰星了然的点头，按住江疏雨的肩膀，二人又如同上次那样再一次凭空消失。秘境，靖哥哥，我们到了，快送我们去修罗之地。玄武塔的虚影先出现了，没有看到李靖的身影。原来玄武塔是个专门用于传送的东西。江疏雨第二次见到这个塔，明悟了这座塔的用途。他记得百里奚跟他说过，第一次闯塔有翻倍的奖励，现在他已经有了2次机会。看到江疏雨闪烁的目光，南辰星打趣起来：想闯玄武塔了吗？江疏雨点头：是的，星尊。现在南辰星已经决定好了要培养江疏雨，自然不会再遮掩什么东西。还是等你踏入2阶之后再说吧，现在还是太早了些，毕竟玄武塔不是什么简单的地方。第一次获得的奖励远超你的想象，既然如此，还是等实力强大一些再说最好。是，弟子记下了。江疏雨感激地抱拳行礼。一道光柱从天而降，南辰星和江疏雨都消失在了原地。江疏雨已经做好了准备，知道这次传送的时间可能非常长，他暗自在心底数着，一直数到了60秒，传送都还没有停止。要知道现在这个距离已经超出了玄武大陆的范围了。突然，一股血腥的气息弥漫在周围，江疏雨下意识地皱起了鼻子，只有那些阴冷的气息才能让他缓解一些。这和古战场的气息有点类似，只是更加浓烈了，更多的是他厌恶的气味。南辰星在一旁解释道：这是魔窟的气味，忍一下，待会儿就好了。当江疏雨的眼前重新出现了景色的时候，眼前并不美丽，他们的眼前都是昏暗的天空，没有绿树成荫，没有鸟语花香，只有战争的气息和沙场的肃然。星尊带着他走出传送阵，然后又走向了一面城墙。城墙之上有许多人在值守，江疏雨能清楚地感受到，这些人的气息起码都是在 LV50以上，浑厚且沉着。两人突然出现，自然引来了所有人的关注。但是在看到星尊的时候，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握拳按住了自己的胸口。江疏雨抬头看向星尊，发现他的衣服上胳膊的那个位置有一个图案，那是一朵极其美丽的花，是紫色的，绽放得十分鲜艳。花朵周围还有5个大陆的标志。江疏雨不明所以地打量着，南辰星自然也注意到了，这是军功的标志，待会儿你就有了。南辰星直接带着他穿过城墙，一直向前走着，朝着一个宫殿走去。里面排着长长的队伍，江疏雨有些惊讶，没有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人。但南辰星在这里混得熟门熟路，直接带着江疏雨从另一个楼梯上去，七拐八绕来到了一个房间。里面一个人正在埋头批阅着什么东西，应该是在审核修士资格的。这里不是办事的地方，去大厅。老子偏要在这里办，快点儿！那人听到这话，正要抬头发火，结果就看到了南辰星的绣纹。他立马慌张地站起身来，握拳按住自己的胸口，恨不得鞠躬90度。将军，快给他办理手续，进军队。是，属下这就去办。此刻眼前之人恭敬的不能再恭敬，生怕惹恼了南辰星。江疏雨把弟子牌递给了那人。几分钟之后，那人就抱着一个盒子过来，打开后里面是一件白色的劲装，上面绣的花纹是一朵白色彼岸花。除此之外再无别的装饰，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南辰星这才点头，带着江疏雨离开。将军您慢走。那人依旧战战兢兢的，双手抱在一起。南辰星此时心中舒爽，终于把事情给办好了，以后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好好的锻炼一下小苗苗。江疏雨此时心中也激动不已，这还是他第一次上战场，感受到周围的肃杀之气，他都有些跃跃欲试了。最重要的是，这里是个只看实力的地方，只要他的实力够强，那么他立的战功就会匹配他。战功可以换很多东西，许多圣地没有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得到，而且只要你的战功足够，就可以获得别人的尊敬。这里是他向往的地方，纪律严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方才在书房里的那个人背后还流着汗，他心中疑惑不已，紫纹五花的大能怎么会到我这个小地方来？紫纹是中间的那朵紫色的花，五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及麒麟5大神兽，也是最强大的5个大陆的标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南辰星的，这里还有许多其他大陆的修士，所以他们只能凭借衣袖上的花纹来判断此人的来路。他赶紧拿出玉简，疯狂地查找起紫纹的几位大佬来，看那人的长相和装扮，应该是玄武大陆的。很快他就翻找到了南辰星的面容。星尊，竟然是星尊！我有生之年竟然能够见到星尊本人，天哪，我也太幸运了吧！说完这番话后，他立马跑去找自己的上峰，准备报告此事。这边南辰星也在给江疏雨解释军功对应的花纹，中间的白花是士兵，青花是士官，绿花是连长，红花是团长，紫花是将军。周围的花纹都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10个为一单位，只要集齐10个就能升阶。年轻人好好干啊，只要收集齐10个图案，你就能当士官了。南辰星的口气像一个老长辈一样，不过他确实有这个资格，虽然他不老，但是他的实力非常强悍，尤其是他被尊称为星尊的那一战。当年魔窟有3位魔王偷袭到前线后方，找到了一座实力薄弱的城池，就在他们带领着几10万魔军就要将一座城池毁灭，将几10万人吞噬的时候，星尊从天而降。就在千钧一发之时，星尊一记星河斩，将3个大魔头的前路阻断，其他小魔与魔兽皆不得寸进。最后星尊与那3个魔王死战，3个魔王留下了2个的性命，最后一个还是因为趁着星尊不备之时逃走的。
那一场战役，没有任何法修跟着他，也没有一个输出陪他一起退敌，只有他一个人。从此，那座城池的城主与修士为星尊树立起了一座巨大的雕像，城池也改为了南星城，冠以他的姓名，以供世人敬仰。这个辉煌的事迹，整个苍穹域的人都知道了，无一人不认可对他的敬称。可以说，南辰星所获得的尊敬，都是他以命搏来的。玄武殿，这个大殿虽然命名为玄武，但并非办公之地，而是我玄武大陆的先烈们。南辰星把江疏宇带到了此处，一路上畅通无阻。看着那一行行的牌位，不知道为什么，江疏宇竟一时间有些热泪盈眶。南辰星大手一招，取出6炷香来，点燃。来，给先辈们祭香。是。江疏宇抬起双手，尊敬地低头接过，跟着南辰星鞠躬3次。只听南辰星开口：玄武晚辈南辰星，敬求大陆先辈照拂我玄武香火。星尊如此重复了3遍之后，所有牌位之上的云烟汇聚，一座金色璀璨的塔出现在2人面前。这就是镇魔塔，你将神魂拨出一缕，放入其中。是。江疏宇照做之后，南辰星才开口解释：如果你在修罗之地有了危险甚至死亡，有了这一缕神魂，我们都能将你复活。话音刚落，江疏宇就注意到南辰星的衣袖上那5个大陆的标记变成了4个，那一个标记就是相应的军功。江疏宇不知道该如何计算星尊的此番举动是杀了多少魔头才换来的。他突然明白了，星尊刚才的那番举动象征着什么。突然，他的鼻尖一酸，由衷的抱拳弯腰行礼：弟子江疏宇，多谢星尊。你这小家伙，这是做什么呢？让人怪感动的。南辰星恍然间似乎见到了老熟人，抽了下鼻子，别过脸去。很快他就恢复好了心情，打哈哈道：上了战场之后要注意安全，狡猾的魔头太多了，是男人就给我好好杀。弟子谨遵星尊之令。江疏宇的眼神前所未有的坚定，一身正气浩然。好，现在我就来跟你说说修罗之地的情况。南辰星席地而坐，江疏宇也跟着坐下。你应该知道了，修罗之地是人族与魔窟之间的战争最前线吧？在修罗之地之后就是魔窟。刚刚你所看到的长城都是人族建立起来的，不过玄武大陆的长城比较坚固，所以很少出什么事情。但是别的大陆实力有些不济，长城没有我们的坚固，因此经常受到魔头骚扰。我之前就跟你说过，此地有不少副本和秘境，但是魔窟的那些魔头可不会让人族那么轻易的就进副本或者秘境，因为人族获得宝物之后对他们而言非常不利。几乎每个副本入口门前都有魔兽守着，有的会直接挡在门口，有的却会在你即将进入的时候突然偷袭。所以疏宇，你要万分小心。进了修罗之地之后要带上传送符，因为有魔气侵扰，所以传送符有时候会不稳定，你多带一些，有备无患。对了，修罗之地里魔气比较重，你带一些清心丹，以防万一。南辰星忍不住啰嗦起来：弟子都记下了，可是如果时间符箓次数用光了怎么办？江疏宇憋出了这么一句话：啊，这一点我还真的忘记跟你说了，在咱们玄武的阵营之中有高级的阵法大师，你可以找他们，但是他们一般不要零食，更喜欢一些材料，所以你到时候可以去问问。当然了，如果实在找不到人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利用我们来时的那个传送阵传回圣地，只是需要的贡献值有点多罢了。送走星尊后，江疏宇来到了阵营之中的玄武商会。边关的玄武商会与大陆内的有些不同，许多玄武大陆内没有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买到，但是有军衔要求，所以他能买的东西不过尔。江疏宇非常清楚那些独特的东西都是什么，这些都是军队专属的东西，在前世叫做军用物资，但他目前也确实没有什么想买的东西。操心的新店，江疏宇最终只买了10个传送符，花了10万灵石。至于清心丹，他并没有采买的打算，因为他现在的防御都破万了，根本没有必要。他看到了一些武装是他们在修罗之地用的，可以对魔头们造成附加伤害，但他的花纹品阶不够，难怪星尊要他多准备点灵石，看来对他有信心吗？那他也不能辜负星尊的期望了。在阵营中大概绕了一圈后，江疏宇就准备直接进修罗之地了。小兄弟，外面太危险了，魔兽最低都是 LV36的，你还是不要出去了。你是家里的长辈带过来的吗？还是要小心一些，不然出了问题怎么办？在阵营周边守卫的全部都是 LV50以上并且踏入2阶的修士，江疏宇身上的隔绝玉佩根本就不起作用。江疏宇知道对方是为了自己好，也不解释自己的实力，只是淡淡开口抱拳道：谢谢前辈关心，晚辈只是出去看看而已，绝不惹事。守卫似乎已经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了，也听出来他的语气心意已决，便不再阻拦。哎，好吧，那你可要小心些，万一有什么危险，赶紧触发传送符回来。好，我知道了。江疏宇点头应声之后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又是个怒发冲冠的年轻人，希望他不会出事才好。守卫望着他的背影，一脸愁容。每年都有许多这样的年轻人要自己出去探险，但那大多数都是在 LV36以上的，而且大多数都会选择结伴行，像这样不到 LV36还一个人的，破天荒第一个。一旁的守卫宽慰道：哎呀，不要担心了，这小家伙估计身上有长辈给的宝物，应该不会有事的。也是。守卫点点头，此刻2人都认定了他也许是什么世家的公子，所以才有恃无恐。江疏宇之后又有一队人马出了城，这里的视线也太差了吧，什么都看不清，而且气味太难闻了。江疏宇有些无奈，顺手用灵气幻化了一个口罩，瞬间好了许多。口罩真是万能防护工具。嗡！突然他身上的6段甲开始闪烁起暗黑的光芒，这是受到攻击的征兆。可是他的周围并没有什么妖兽存在啊。6段甲一直在闪光，江疏宇拧着的眉头越发深了。
难道此地的妖兽还会隐形？唰，在前方探路的几个亡灵傀儡突然转过头来，举着剑朝着江疏雨砍来。他们当然不会伤害江疏雨。啊！一道尖锐的惨叫声差点刺穿江疏雨的耳膜。只见他前方有一道黑色的影子逐渐凝聚在一起，成了无脸男的模样。这游戏策划还看宫崎骏，同道中人啊。LV36修罗怨鬼的身形依然呈现半透明，而且即将又要从黑色变为透明。他的技能是免疫 AD 伤害，但是他的数据均值不过5000而已。江疏雨决定让亡灵傀儡收拾他。然而亡灵傀儡的剑齐齐朝着他挥过去，有了经验的他早就发动了技能，剑身明晃晃地从他的身躯之中穿过。受伤的反而是亡灵傀儡。江疏雨当机立断，召唤出了几个鬼灵魔法师。雷闪烁！啊！又是一阵惨叫过后，江疏雨就收到了提示：击杀 LV36修罗怨鬼，经验加360000，获得残魂星号1。残魂是修罗之地上独有的死者亡魂碎片，只要收集的足够多，就可以用来增强武装。江疏雨也不知道需要收集多少，所以直接打算通通收起来。不过修罗之地这个地方既然有免疫 AD 的妖兽，自然也有免疫 AP 的。他索性把鬼灵魔法师也召唤了几个出来，围在他的外面。此地极为宽广，历经了上千年的战争，血腥之味浓郁无比，这就是沙场的气息。听闻深入修罗之地的腹地之后，就可以看到魔窟的入口，但是魔窟是从什么时候存在于修真界的，并没有记载。江疏雨越走越远，遇到的怨鬼也越来越多了。他们似乎不分种族，不管是人族还是魔族，只要出现在他们的附近就会被攻击。也许他们已经独自形成了另一种种族——修罗。除了怨鬼之外，还有其他的长相各异的存在。当然，虽然长相各不相同，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那都是怨气极重，身上都是血腥的味道。有长得像一堆破铜烂铁拼凑而成的怪物，也有长着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却有虎身的妖兽。总之，更新了江疏雨的常识。有一些难缠的身上魔气极重，需要10几个亡灵傀儡上前一起围攻好久才能打死。而且这样的妖兽并不少，即便消灭之后，过了冷却时间，他们还是会被刷新出来。准确来说，应该是修罗之地孕育出来的魔物。扫荡了不知多久，江疏雨就遇到了其他的人族队伍，看到一个小白花在战场上游荡，那些人都有些惊讶，但在看他有这么多召唤生灵，瞬间就没了替他担忧的心思。人家有这么多召唤生灵，哪里还需要担心？再看江疏雨口鼻处的蓝色罩子，有些好奇的跟着幻化出来一模一样的。竟然还有这个作用，感觉吸进口中的空气都干净多了。江疏雨自然注意到了，而那些人也遥遥向他抱拳致谢。都走了快3个小时了，应该就要遇见副本了吧？江疏雨擦擦额角的汗，深呼吸一口气。突然，不远处的浊气摇摆不定。就在江疏雨严阵以待，以为是什么妖兽的时候，就有3人的身形出现。快跑啊，小兄弟！魔窟里的魔头追着呢。戴着灵气口罩的一个剑修瞧见江疏雨，赶紧提醒了一句，然后就慌不择路的跟自己的伙伴跑了。而他身旁的是一个法修和一个射手，2个人体力不够，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说话，只给江疏雨留了个快跑的眼神。然而就在他们转头的一瞬间，江疏雨的脸上浮现出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表情。他来修罗之地的另一个目的，这么快就要达成了吗？以前看过的一本修仙小说，女主拿灵气屏蔽瘴气，没想到有一天能用到 HHH。他来修罗之地有2个目的，除了打副本，就是见识魔窟魔头。毕竟星尊特意提点过他，在修罗之地出现的魔头实力一般，对江疏雨而言，所以江疏雨并不担心在此处遇到魔头，反而很期待。浊气扭动了一会儿，其中传出了一道声音：嗷呜！这个低沉的声音，江疏雨再熟悉不过了，竟然是狼，看来有很多匹了。果不其然，浊气转瞬之间就破开来，露出了里面的东西。LV37嗜血魔狼除了精神力最低才2400之外，其他的数值都是6000。被探测术这么一挑衅，几乎所有的魔狼都扭过头来，正是江疏雨对他虎视眈眈。冲在最前方的那一批立马就调转方向跑过来。江疏雨清晰地看到眼前的8匹魔狼的獠牙上还有残破的衣物，这些魔狼吃人了。江疏雨的目光染上了重重寒气，杀意凛然。亡灵傀儡们感受到了江疏雨的情绪，立马举着剑朝着那些魔狼冲了上去。即便是1对1，那些魔狼也根本打不过亡灵傀儡，因为亡灵傀儡的数据几乎是他们的3倍。很快魔狼们全都被打趴下了，而鬼灵魔法师们也不甘示弱，想要表现自己，纷纷出手。只见漫天的技能从空中划过，掉在了地上，打在了那些魔狼的身上。嗷呜！一匹魔狼发出一声长鸣，便就此魂归修罗之地。击杀 LV37嗜血魔狼，经验加370000，积分加1。原来这就是军功。江疏雨能够感受到他胳膊上的花纹在吸收什么东西，看来还是要杀魔物才行。江疏雨心中有了数，既然如此，他对这些魔物更不会手下留情了。他将自己的精神力丢在了那匹魔狼身上，随后就听见一阵爆炸声，砰！周遭的浊气全都被弹开，显露出更加清晰的画面来。还没有死亡的魔狼被波及，顿时粉身碎骨。还在追击那3人的其余魔狼全都转过头来，恨恨地看着江疏雨。不做他想，他们立马朝着目标冲来。可惜还不等他们靠近目标，就遇到刚抛到半空中的东西爆炸，被炸死了。积分陡增到30，一个花纹渐渐成型，有了虚影。江疏雨有些遗憾，魔狼不够多的时候，那被救下来的3个人都目瞪口呆地看向他。此时他们已经忘了道谢，脑海中全部都是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
我们活下来了！爆炸的余波已经消散，浊气也逐渐围拢。江疏雨朝着三人抱拳后，就消失在了浊气之中，看不见身影。三人立马回过神来，刚才那位是高阶修士吗？好厉害啊！之前看见他的召唤生灵多，还以为实力不怎么样，没想到每个都这么凶悍。咕噜，是啊，这也太可怕了。我感觉他更像罕见修士。不过我们的小命总算是保住了，我们还是先回阵营吧。哎，是啊，如果不是那些战友为我们拦住了那些魔狼，我们恐怕早就命丧黄泉了。他们不敢上前去找江疏雨道谢，因为在这个地方，修炼之道更为高阶的修士和低阶修士的段位本来就不同，地位摆在那里呢。不过这些江疏雨还不清楚，看那些人没有上来的意思，他也不再管他们，而是带着亡灵傀儡们往更深处走去。魔窟，哦，有意思，我放的那些乖狗狗们竟然都死了，看来是遇到高阶修士了呢。既然如此，我就再放一点小狗狗出去陪他玩玩吧。这道阴险而深沉的声音落下之后，他的脚边就出现了一群嗜血魔狼，他们嘴巴里的口水直流，险些要掉下来。终于找到副本了，江疏雨松了一口气。但这个副本入口跟他想象中的不一样，四周都被轻松的气氛包围着。此处已经聚集了各个大陆的人，他们有说有笑，甚至搭起了篝火，吃着烤肉，喝着小酒。江疏雨突然想起了在玄宇城采石场副本的画面，虽然他不喜欢跟人打交道，但是这种热闹的气氛让人看了就很难不心生欢喜。四周都没有什么魔物，安全的很，就算有这么一大群人在，肯定很快就能收拾干净。此时江疏雨的周围已经没有了召唤生灵，他的到来很快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哟，是玄武大陆的人，新面孔，让我瞅瞅，还是白纹，一个花纹都没有，新兵蛋子。他的黑色劲装有玄武底纹，其他大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听到这边的动静，玄武大陆那边的人立马招呼起来：小伙子来我们这边，我们都是玄武大陆的人，你看起来应该才10几岁吧？怎么这么小就过来了？是不是被家里的长辈丢过来的？没事儿，有我们罩着你。是啊，让我们看看多少级了。边关之人都比较豪放，不像大陆之中的那些修士客客气气的，一个个的直接将探测术丢了出来。哟，好没意思，竟然还带了隔绝玉佩，咋这么神神秘秘的？没关系，你告诉咱们，你是什么修炼之道的？哥哥们带你下副本。是啊，不管你是术修还是法修，咱们都带你。江疏雨被他们热情的阵仗有些吓到了，这些将士可真够豪放的。他拘谨的抱拳行礼，谢谢各位，我自己去就好了。这里还有别的大陆的人，他不能直接称呼前辈，不然就暴露自己的信息了。众人还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就见他一个人走到了副本入口前，查看起来。有个大汉直接傻了眼，忍不住跟着他走了过去。LV31副本，墨龙边防营地，等级限制 LV25、LV37，一般5人，困难7人，亚洲14人。虽然等级限制放得很宽，但是副本入口前就没有低于 LV30的。毕竟除了跟江疏雨一样的这种怪才，几乎没有 LV30以下的人敢跑到修罗之地晃荡。终于见到亚洲级了，有些期待啊。他低声道。旁边的大汉听到他这话，眉毛挑了起来。魔王，我的修狗们！魔狼，乖巧的疯狂摇尾巴。人族，这些疯狗！魔狼，我灰太狼让你知道什么是残暴。嗷呜！大汉一个巴掌拍在了江疏雨的身上，哈哈大笑。正好，咱们队是要去亚洲级的，你想见识的话，哥哥们可以带你去，正好咱们还差一个位置。此时坐在一个篝火堆旁的几人都看了过来，但没有一人出声反对。江疏雨明白，这些人就是他的队友了。看他衣袖上的花纹是白纹7花，应该有不少积分，在修罗之地混了不少日子。而他的队友们都没有出言反对，也侧面说明了他们并不惧怕带上的是一个拖油瓶，所以实力强劲。江疏雨对他们的整体评价就是这个。多谢哥哥关照，我自己可以。话音刚落，江疏雨就消失在了副本入口前，而那个大汉当场傻眼了，这什么情况？咋就进去了？这孩子咋这么鲁呢？这少年人糊涂啊！跟着大部队不是更安全吗？玄武大陆的人出言都是担忧，而跟玄武大陆一向不对付的九湖大陆则嗤笑起来，出言嘲讽。哟，长见识了呀！玄武大陆的人什么时候这么傲气了？竟然敢一个人进去，就是怕有命进去，没命出来吧？麒麟大陆的人看不下去，万一人家有这个实力呢？你们别乱说话，在战场上说这些倒霉的话，不是招污秽吗？哼，什么污秽不污秽，不过实话实说罢了。一个九湖大陆的人站起身来，将一个符箓丢出。嗡！副本入口的涡流瞬间停顿下来，旁边显露出一个面板。一般级队伍1，人数5；困难级队伍2，人数7；亚洲级队伍1，人数1。真厉害！一个人进了亚洲级，我看他是想去送死吧。九湖大陆的人嘴巴欠得很，任凭谁听了都觉得不讨喜。原本还在惊疑不定中的玄武大陆众人瞬间就不乐意了。你他丫怎么说话呢你娘没教过你说话吗？一张嘴就跟放屁似的。虽然他们也不赞同江疏雨一个人去闯亚洲级副本，但不代表他们的同族就可以被其他人欺负。而大汉也拔出了自己腰间的剑，目光危险。怎么，想打架不成？那把剑闪烁着黄色的光芒，准确来说，他全身都是黄色光芒，没有一个武装不是黄级的。在他抽出剑的那一瞬间，围在篝火的队友全都靠拢了过来，迅速结好了阵。看到这群人配合如此默契，其他人哪里还不明白？他们的战斗经验十分丰富，
而且都装备精良，全套黄级武装，实力强悍。九湖大陆的那位出头的修士吓得忍不住向后退了一步，他突然后悔自己刚刚做的蠢事。这个队伍可以说是在场之中最强的，他干嘛还要上赶着找抽啊？而其他九湖大陆的人纷纷扭头不看他，自顾自忙活着自己手里的事情，好像不认识他一样。那名修士偃旗息鼓，立马弯腰道歉：“是我的错，我只是开个小玩笑罢了，还请不要介意。下次说话前招子放亮点儿。你们一个九湖大陆才那么丁点地盘，也敢来找玄武大陆的麻烦？”是。那人恨不得一直点头哈腰，但眼底的恨意终究还是暴露了些许。哼！大汉冷哼一声，将剑收了起来。其他人见状，也纷纷将战斗的气息收拢。大汉的目光最后还是落在了副本入口的涡流上，眼底都是惋惜。那么年轻的少年人，能来到这里必定天资过人，只可惜还是太年轻了。现在想救也没法救。其他玄武大陆的人何尝不是这样想的？他们也无能为力。一旦进入了副本，谁也救不了。墨龙边防营地，江疏雨刚出现在此地，就有一种压抑感笼罩在自己身上。他感觉好像有一道无形的枷锁锁在了自己的周围，那感觉就好像古战场。想到此处，他连忙查看自己的虚空收纳域，果然不能再打开了。所以就算他发生了危险，也不能触发传送符离开此地。唯一的出路只有他现在所处的入口位置，或是杀死 BOSS。 他向远处看去，那里有好几个蒙古包，最外围还有木头桩子架着，还有一个高高的小山，应该是营地的瞭望台。离江疏雨最近的地方有4个身影，他们长着龙头，但身材又宽又壮，只有4人高，更像是西方龙，但他们都没有翅膀，不像喷火龙。江疏雨立马想到了一个适合他们的词汇：龙兽。看来星尊给自己布置的任务在这里可以完成了。那4个身影很快就注意到了江疏雨的存在，咆哮着冲了过来。吼！心念一动，江疏雨就把184个亡灵傀儡和85个鬼灵魔法师全都放了出来。亡灵傀儡们速度极快，立马冲上前迎上了4只龙兽，毫不客气地举着剑就朝他们砍去。而魔法师们也迅速无比，将技能抛出。趁乱，江疏雨施展了探测术。LV36墨龙巡逻兵精锐，肉身防御和攻击都是12000，精神力与速度分别为5000与7000多。而且他们还有群体技能虚晃一招，说是虚晃，但本质上是控制技能。江疏雨心中暗道不好，就连精锐的数值都这么多，那 BOSS 岂不是强到离谱？要不是他有200多个召唤生灵，他根本就不敢进来。幸好亡灵傀儡的数值足够强，还有自己的魂火与影盾，不可能打不死 BOSS。也许14个人进来打都觉得棘手。突然，他的眼前有一阵银光闪过，刹那间，亡灵傀儡们全都僵在了原地。好家伙，这么快就使用技能了吗？当当当！那4个龙兽趁此机会立马攻击起亡灵傀儡来，但任凭他们如何攻击，亡灵傀儡们一点都没有受伤的迹象，因此他们依旧被围困在一个圈之中，根本无法突破。如此一来，魔法师们的技能就只能100%命中，送他们魂归西天。最后，这几个巡逻兵还是一命呜呼。击杀 LV36墨龙巡逻兵精锐，经验加700000，获得龙指甲星号8。小剧场，大汉，呸！骚狐狸就是骚狐狸，九湖大陆修士，你竟敢侮辱我们的圣兽！大汉拔出剑。九湖大陆修士，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去哪？见状，江疏雨皱起了眉头，这什么鬼？指甲也能当战利品吗？好嫌弃啊！但是由不得他嫌弃，战利品已经自动进入了他的虚空收纳域。不过他也很欣赏亚洲级的经验值，十分可观。刚刚亡灵傀儡们被控制了15秒，虽然时间短暂，可在战场之上分秒必争。如果当时对面不是4只龙兽，而是400个呢？那也太危险了。更何况在亡灵傀儡被控制的情况下，他还不能收回。亚洲级确实不讲道理。他悠悠叹了一口气，默默地给自己再套上了一层6段甲。江疏雨刚带着傀儡和魔法师们向前走了几步，又被周围的巡逻兵发现了。幸好营地之前有一片森林，江疏雨可以借此躲避，隐藏自己的身躯。就这样，他直接用自己刷副本的老套路，让亡灵傀儡们吸引火力，将妖兽们聚集在一起。他跟在后面，满意的看着那10个亡灵傀儡往前奔跑，而他则带着几个傀儡和魔法师慢慢追着。突然，他感应到亡灵傀儡们停了下来，他脑海中的地图进展也顿住了。不好，是不是被控制住了？他突然着急起来，赶紧往那个方向跑去。果然，亡灵傀儡们已经被虚晃一招给控制住了，正在被一大批龙兽收拾，但是他们身上还多了黑色的绳子。这不是之前遇到的巡逻兵的技能？他赶紧环顾四周，发现有几个龙兽正爪握法杖，口中念念有词，似乎在念什么咒语，而且他们并没有停下来的趋势。说实话，这是江疏雨第2次觉得打副本这么难搞，但他压根就没有思索，就派出100个亡灵傀儡冲了上去。突如其来的援兵打乱了巡逻兵的计划，他们顿时手忙脚乱，打前面的也不是，打后面的也不是，最后他们索性还是选择了后面新来的援兵。很快，这些亡灵傀儡又被控制住了。此时战场的中央已经形成了3个圈，最中间和最外圈都是亡灵傀儡。眼看被包围，这些龙兽顾不得多少，甚至还想跳出来。但最外围的亡灵傀儡有一些并没有被控制住，他们也高高跃起，一剑把龙兽打了回去。而就在他们兵刃相接的时候，魔法师们的技能也招呼了上来，墨龙巡逻兵立刻被压制。而那几个龙兽巫师此刻也转移了目标。只见漫天的花瓣飘落，
花瓣之中却藏着锋利的刀芒。厉害，花瓣中藏刀片，有创意。夸归夸，打归打。影盾瞬间笼罩住了鬼灵魔法师们，再加上他们本身就有防御技能，这点攻击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小儿科。于是他们继续攻击被包围的巡逻兵，而漏鱼之网已经跳出来的龙兽则伤痕累累，3个呼吸不到倒地身亡。江疏雨立马抓住时机冲上前去，6段甲套上之后，防御值为81000的江疏雨如入无人之境，无视了花中藏刀，也无视了虚晃一招，枯骨烂炸。他心诚所至，精神力冲向半空中的那个尸骸，砰！3轮爆炸之后，巡逻兵们已经一个不剩了，目标自然转移到了龙兽巫师身上。LV37墨龙大巫精锐，只有精神力高，而技能除了黑色绳子之外就是藏刀的花瓣雨了。他们的肉身防御非常低，在魔法师无脑的技能攻击下很快就毙命了。早知道这么菜，就先解决他们了，不过也一样，都活不了多久。江疏雨回忆着战利品面板提醒，刚才这一波几乎都是龙指甲，都没有任务所需要的东西。等等，他似乎看到了龙角，这个掉落率也太低了吧。不过比他预想中的好很多，他还以为自己要刷10次副本来着。既然精锐就可以掉材料，那其他的应该更多。他突然跃跃欲试起来，但是眼下的情况，他感应了一番亡灵傀儡们的情况，似乎都不太好，看来只能先休整一下了。幸好在森林之中比较隐秘，最先被围攻的那几个傀儡状况非常差，已经被砍出了裂纹，要是他再晚到一点，恐怕他们就壮烈牺牲了。影盾主要是抵挡魔法伤害的，6段甲又只能给1个人套，看来他只能再弄个新技能来了，否则一旦亡灵傀儡们被控制住，根本没有还手之力，那这一关该怎么破局呢？休息片刻之后，江疏雨站起身来，将已经修复好的亡灵傀儡放了出来。按道理，巡逻兵和巫师不应该在一块儿，都是刚才的傀儡跑得太快了，而且数目太多。既然如此，2个亡灵傀儡被他放了出来，迅速朝前方跑去。但这次并不是朝着森林中跑，还是在通往营地的大路上狂奔。傀儡们的速度快，一直跟巡逻兵拉开距离，很快他们就拉到了几10只。回来！江疏雨一声令下，他们立马跑了个大圈绕了回来。就在此时，鬼灵魔法师们也已经在最后方做好了攻击的准备，他身前的亡灵傀儡们严阵以待。江疏雨的唇角满意的勾起，看来计划就要顺利成功了。他的手伸向天空，顿时天空之下的生物所拥有的影子全都拔地而起，那几10个巡逻兵的速度瞬间放慢，像0.5倍速的电影一般。然而差点被喜悦冲昏头的他已经忘记了影子纠缠现在的攻击范围是直径4050。眼看着其中一只巡逻兵马上就要被送走，江疏雨的耳边传来了密密麻麻的脚步声，一队队巡逻兵正在有秩序的奔跑而来，后方还有一些巫师，少说也有几百个，但幸好他们的身后都有一个黑色的影子纠缠着他们，龟速的不能再龟速了，吓死我了！江疏雨拍拍胸口，就派出一堆亡灵傀儡朝着赶来的援兵攻击而去。虚晃一招，一道银芒缓缓地从众傀儡眼前闪过，但同样的，他们的技能也被影子纠缠着，所以傀儡们很轻巧的就避开了。眼前的画面十分搞笑，一群奔跑的年轻人和一群散步的老头子一起打架，谁胜谁输一目了然。当然了，也有因为左右两边都是傀儡的，不知道该往哪里进退，就此被控制在原地。但江疏雨显然不会让龙兽们有机会攻击亡灵傀儡，他立马让鬼灵魔法师们丢出技能，先把最近的一批妖兽解决掉。吼！砰！砰砰！最先被打死的巡逻兵还没有惨叫完，就被枯骨烂渣渣的粉碎，而他的队友们也被攻击到了，死伤惨重。远处老头子们还没有迈入鬼灵魔法师的技能范围时，空出手来的傀儡们已经迎了上去，但很快，不知从何处而来的一条黑色绳子将他们团团绑住。不是吧？这么远都可以使用技能吗？目测至少还有500米，对面的巫师已经丢出了技能。江疏雨有些不可思议，却也为难地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困境，因为鬼灵魔法师的技能范围是对方巫师的1/2，而傀儡们又被困在原地，根本不能上前攻击。他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漫天的花瓣雨落在了傀儡们的身上，刀刃与傀儡身体摩擦的火花让他看得心疼无比。江疏雨有些恼怒了，他看着冲在最前面的巡逻兵，让鬼灵魔法师们朝着他丢技能。与此同时，他也丢出了魂火，灼烧着那个妖兽的灵魂。10秒钟，那个巡逻兵就失去了呼吸，他的尸骸立马被炸开，几乎附近的一片空间内都是剧烈的爆炸声。巡逻兵死了一片，但是站在远处的那几10个巫师，他根本没有办法攻击到。眼看着傀儡们都被定在了原地，江疏雨愁眉不展，他现在只能冒一个险，那就是冲上前去，在魔法师们丢技能的同时施展魂火。此时他的脑海正在疯狂计算自己的8万多防御能够撑得住自己坚持多少秒。秘境，南辰星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他的步子轻快，啷啷里个啷，今儿的心情真好。此时的他并不知道江疏雨已经选择了亚洲级副本进入，如果他知道了，估计得喷出一口老血来。哟，这么快就回来了？李靖云淡风轻地喝着茶，眺望着远处。南辰星随着他的视线看去，却什么都没有看到。是啊，回来了。你这是怎么想的？5花变成了4花，真是下了血本啊。子级的花象征的军功10分多，李靖本人也是个子文5花，自然知道1花象征的含义是什么。南辰星轻咳一声，嘴硬道：这还不是看在小苗苗是人族天才的份上，咱们人族的香火已经没有那么茂盛了，能防止一个夭折就防止一个吧。他说的大义凛然，如果不是多年的老朋友，
或者他根本不知道这些军功有多么难得，就看不出他对江疏雨有多用心。两者都是的，李靖也不跟他扯皮，只是轻飘飘的来了一句：“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啊，我应该没忘记什么事吧？南辰星抱着胳膊抬头思考起来。李靖喝了口茶，不急不缓的开口：“你不是把他送到修罗之地了吗？现在应该在打副本吧？”南辰星突然被点醒了什么似的，眼睛睁得老大。那小家伙不会去亚洲籍了吧？老李，你到底知道什么？快跟我说！南辰星突然着急起来，按住他的肩膀，但李靖却慢悠悠地打开他的手。那么紧张做什么？就算你现在知道了又如何？也许他已经进去了，就算没进去，等你赶到的时候也来不及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说完，他靠着茶椅摇晃起来。南辰星一脸灰败，没精打采地坐在位置上。完了，忘记告诉小苗苗，亚洲级跟困难级是两个概念，根本不能用常理来推断。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李靖瞧见他的样子，忍不住笑道：“担心什么劲啊？顶多就是重伤而已，休息个把月就好了。再说了，他都能带39个人去荒芜雪原，还怕这点难度？”听了这话，南辰星不仅没有被安慰到，反而更加烦躁了。他捏起拳头，揉平自己的眉心，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对，他有这么多召唤生灵，还有那么多手段，一定会没事的。李靖颇有意味地勾起唇角。是啊，要是他没有事情的话，那不就意味着通关了？如果通关，那好处可是大大的。南辰星的双眸亮了起来，只能在心里祈祷江疏雨不会出事。墨龙前线营地，击杀 LV37墨龙巫师，经验加700000，获得龙角星号1。将方圆4050米的妖兽全部清理掉后，江疏雨气喘吁吁，打了老半天才得到3个龙角，这效率简直低得不能再低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吐槽。他扭头看着鬼灵魔法师们，眼底划过一抹心疼。虽然他们没有生命，可这段时日里他们朝夕相处，江疏雨打心底里把他们当成伙伴。将鬼灵魔法师们收到芥子空间休养之后，他随便找了一棵大树，让亡灵傀儡把自己抱上去坐下。如果他有爆米花的话，一定给亡灵傀儡们一人扣一个爆头。感觉他们在这个副本里面什么作用也没有，太废柴了，嫌弃。他摇摇头，一晃眼就看见副本入口近在咫尺。明明看着很近的营地，偏偏就这么难打，到现在连营地的边都没有摸到。他完全没有想到亚洲级这么难打，他受到了强烈的 ELTNL dash。朝另一个方向看去，他的目光却更加坚定了。不就一个亚洲级副本吗？我一个土生土长的亚洲人，还怕打不过了？我倒要看看那个 BOSS 长什么样，有多厉害。如此想着，他感受到鬼灵魔法师们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于是又整装出发。影子纠缠这个减速技能完全被他用成了引怪技能，就这样，他一片区域一片区域的扫荡过去，几乎每一次都抱着死战不退的心态。当然了，得益于他的6段甲还有隐遁，他自己倒是没受什么伤，鬼灵魔法师们伤得够呛，每一次都要休息好一会儿。终于，他来到了营地门口，在如此近距离的观察下，他才发现原来哨塔只是最前方的一个站点罢了。在哨塔的背后还有一片城池，而城墙上有不少巡逻兵。这些巡逻兵不只是近战的战士，还有各种巫师、射手。他忍不住扶起额头，我的天啊，怎么那么多远程？嘟嘟，一道号角声响起，音波传到了江疏雨的耳边。是哨塔上的港兵发现了他，正好先把城池外的这一波营地全部清理干净。现在也只能这样了，他等待着地面上的那些巡逻兵奔跑而来，才将亡灵傀儡们放出，一一对敌。为了防止把巫师们吸引过来，他只能先放弃枯骨烂炸了。慢点就慢点吧，总比打得累死累活的好，反正又不是打不过。江疏雨对待亚洲级副本的情绪变得小心起来，不再猖狂了。1个小时半后，这些帐篷营地的龙兽全都被亡灵傀儡清理干净，一个不剩。而任务材料依旧掉落概率极低。江疏雨已经准备好再多打几次副本了。这一回合他的精神力消耗并没有之前多，他突然觉得这样的慢节奏似乎也不错。穿过帐篷，江疏雨来到城墙外的1000米之处，他遥遥望着高耸的城墙，目光闪烁。2个亡灵傀儡飞速地冲上前去，嘎吱嘎吱，他们跑步的样子笨拙，但胜在快，立马吸引住了巫师和射手们的眼球。就在这时，亡灵傀儡刹住了脚步，转身反向而逃。几个巫师高举法杖，一条黑色的线瞬间从城墙之上跃下。2个傀儡边跑边躲闪，但是很不幸，有一个依然被绑住了。另一个傀儡立马转身，将他横空抱了起来，继续朝江疏雨这边跑来。被这样挑衅，是可忍，兽不能忍。这些壮硕的黑色龙兽眼睁睁从城墙上跳了下来。几个射手和巫师们一边追击，一边丢技能。傀儡一边左跳，一边右跳，躲开箭矢和黑绳。果然，只操纵一个灵活多了。后面的龙兽们被惹恼不已，还不待他们发作，施展最强的技能时，前方抱着伙伴的傀儡突然转过身来，悠悠地看着他们。这些龙兽还来不及反应过来有什么陷阱之时，立马被团团围住了。LV37墨龙兵法射手精锐的攻击和速度数值比较大，刚刚破万，防御和精神力却不怎么样。不出江疏雨所料，射手也有控制技能，就是冰冻。哼，幸好我玩过寒冰射手，不然又要被坑了。江疏雨突然感谢起自己以前玩过的游戏来。落入陷阱包围圈的墨龙们紧张地向后靠拢，他们都是远程输出，如此近距离的攻击对他们而言十分不利。但此时他们就是瓮中之鳖，不管再如何向后靠拢，终究还是逃不过被处决的命运。
令人眼花缭乱的魔法将他们打得根本找不着北，抓不住放出技能的时机。就在此时，亡灵傀儡们泄愤般的左一剑右一剑砍下去。江疏雨丝毫不觉得自己这样围殴几只龙兽有什么不对，他的队伍就只有他一个人。哼，他忍不住插起腰来，但这动作怎么这么像一个人？想起新尊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自己的住处时的模样，他默默放下了自己的双手。戒骄戒躁，南无阿弥陀佛。击杀 LV37 墨龙兵法射手，经验加700000，获得龙血。龙血？我没看错吧？江疏雨的眉梢荡开了一抹惊喜，难怪一直没有获得龙血，原来在射手身上。获得新情报的江疏雨兴奋地继续让亡灵傀儡们把巫师和射手又几个的骗出来，那模样活像拐卖妖兽的御兽师。御兽师，我们没有，我们不这样，你们不要瞎说啊！半小时后，城墙之上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连根龙角都看不见了。江疏雨满意的拍拍手，给自己再次套上了6段甲，在亡灵傀儡的包围下走进了城池之中。刚跨入大门的江疏雨搓搓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为什么整个城池之中都空空荡荡的？而且这也算不上城池吧？说是一个小镇还差不多。咔！江疏雨突然听到最外围传来一个声音，随后就感觉到有一个亡灵傀儡受了重伤，差点濒死。看着傀儡身上的骨头布满了裂纹，就连头骨之中的幽幽魂火也大有快被熄灭的架势。他赶紧将其收入了芥子空间，小心地环顾四周，却什么都没有看到。龙兽的地盘不会也有隐形的妖兽吧？江疏雨正这么想着，又有一道骨头破碎的声音。这攻击力也太强了吧，比冰雪九尾狐还恐怖。2次被偷袭都是傀儡差点瞬间毙命，是爆发伤害，而且并没有被控制的迹象。江疏雨很快就推测出来者应该是刺客类的妖兽。又过了几秒，一个亡灵傀儡也受了重伤，被江疏雨收到了芥子空间之中。他垂眸遮住眼底的暗淡，让亡灵傀儡和魔法师们向他靠拢了几分。傀儡们面对着各个方向，全都守在原地不动。江疏雨没有办法判断这样的刺客有多少个，只能推测出对方速度极快，远在亡灵傀儡之上。他心中不禁感叹，还真不愧是亚洲级副本，不是正常人可以想象的地方。他的眼神略有缓和，气息更加沉稳起来，凝神细听耳边的风声。咔！4个亡灵傀儡同时受到了攻击。就在这一瞬间，江疏雨的心中已经发出了命令。吼！几道闪电和冰霜同时飞出，落在了那一片范围。虚空瞬间扭曲起来，江疏雨捕捉到了被雷闪术电到的骨骼形状，果然是龙兽。离得最近的几个亡灵傀儡提剑而上，施展雷霆万钧。心里有数的他拨出一缕精神力探测。LV38 墨龙杀手精锐的攻击是16000，就差2000赶上了亡灵傀儡，难怪差点送走他们。而他们的精神力都是16000，之所以有比亡灵傀儡快的错觉，是因为他们的技能。墨龙杀手的技能一个是隐身，另一个就是暗影突袭，在击杀目标之后可以瞬间隐匿身形。但是另外2个属性就没眼看了，一旦暴露必死无疑。既然他们被自己抓到了，就只能认命。4个杀手显露无遗，在傀儡和魔法师的攻击下齐齐被秒。击杀 LV38 墨龙杀手，经验加700000，获得龙星星号1。龙星？江疏雨没想到杀手这里可以获得龙星，那么接下来就差龙核了。他看向整个城池的尽头，那里雾气缭绕，江疏雨并看不清里面有什么东西，而且在一路上都没有任何生物了。他心中清楚，接下来的一路都不会太平静，在暗中不知道还有多少杀手藏匿在其中。他小心翼翼地让傀儡和魔法师们都朝自己围拢，一步一步向前缓步行走。在这一路上，果然有不少杀手潜伏，但是每一次有亡灵傀儡受伤，都会立马被魔法师施展雷闪术，将他们的身形显现出来。如此一来，虽然他们进展缓慢，但这样稳步前进不会被控制，反而快上许多。只是需要损耗一小部分亡灵傀儡，每次受伤后马上收回芥子空间。最后，他终于来到了尽头。原来迷雾之后就是一个西方飞龙的雕像。江疏雨拖着下巴细细打量起来，同样都有一个雕塑，怎么这里没有宫殿？思考间，整个雕塑开始出现了细密的裂纹。嘣！顿时飞沙走石，风中的稀碎石头迷了他的眼睛，不得不眯起来。突然一股威压从天而降，让人感到心颤。这个 BOSS 的等级是 LV40，江疏雨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强的妖兽。LV40 墨龙镇边将军王级妖兽的攻击和防御都是18000，和亡灵傀儡一样，而速度和精神力不过刚刚过万而已。这样看起来似乎比傀儡还要弱，但是他的2个技能震退和禁锢却是江疏雨最担心的2个技能，齐活了。他的眼皮狂跳，赶紧拉开了距离，以免这个王级妖兽在苏醒的一瞬间就朝他们发难。蜘蛛网般的裂纹继续扩大，而雕像中的飞龙也显露出他真正的身形。就在千钧一发之间，江疏雨勾住了 BOSS 的影子，让影子牵制这个飞龙。于是画风从吼变成了吼，那只飞龙的速度瞬间变成了慢动作画面，与飞速奔跑的亡灵傀儡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一跃而上，纷纷落到了巨龙的翅膀、脚掌、背上，雷霆万钧打出，光芒大盛，但西方龙一点皮都没破。江疏雨扶着额头，听着密集的打铁声，还有各种魔法攻击独有的声响。按道理，在这几秒的时间 ，BOSS 已经被打掉几百万的血条了，可是对方屁事没有。也不看看傀儡和 BOSS 差了多少级，他越级挑战都成了习惯了。飞龙缓缓低头，想要看清是谁在攻击他。几秒之后，他看清了，竟然是一群如蝼蚁般渺小的东西，还有和自己外形一样的影子牵制着自己。
他的身躯逐渐变得火红起来。灼烧！在炽热而高温的火焰之中，亡灵傀儡们和影子受到了一种推力，在将他们向外推。影子的身影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由此影子纠缠的作用大幅降低。江疏雨赶紧再次施加影子纠缠，可吼！飞龙身上的火焰又成了几分，他的影子被藏在了火焰之下，江疏雨的影子纠缠根本不起作用。眼眸中都是火焰的飞龙猛地将自己的翅膀展开，遮天蔽日。江疏雨突然觉得自己在这巨龙之前渺小极了。一个晃神之间，无数刚飞落在地面上站稳的亡灵傀儡们齐齐被那巨大的翅膀拍飞。傀儡们得益于强悍的体质，并没有受伤，但接下来飞龙却吐出了寒冰，将它附近的一片区域全部冻结起来。江疏雨刚下令让傀儡们逃跑，就有亡灵傀儡被困在了原地，不少都还抬着一条腿，转瞬就变成了冰雕。飞龙很聪明，趁着傀儡们都被控制住的时间，立刻将自己的翅膀伸展出去击打。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了，明明冰块们都没有碎裂的迹象，但偏偏被凝固在冰块之中的傀儡们几乎全部受伤。可是他连收回都做不到。江疏雨神色凝重的又带着鬼灵魔法师们退后了几百米，让他们不断施展技能。被这些色彩缤纷的魔法打中，飞龙有些烦躁的抬眸看了过来。唰！他张开了双翅，带着他笨重的身躯飞了过来，一个呼吸就拉近了不少距离。眼看对方就要口吐寒霜，江疏雨赶紧将魔法师们全都收到了芥子空间之中，差点就着了他的道了。此次有惊无险的保住魔法师，江疏雨的额角留下了豆大的汗珠。失去攻击目标的飞龙瞬间傻了眼，抬头思考却百思不得其解。他也不为难自己，赶紧转身继续攻击那些亡灵傀儡，只留了个遥遥的背影和粗短的厚实尾巴给江疏雨。心真大！被攻击的傀儡们伤痕累累，魂火暗淡下来，就在快要被熄灭的瞬间，冰霜融化。江疏雨第一时间将他们收回了芥子空间休养，把鬼灵魔法师们放了出去。各色的魔法目不暇接，无一例外都对准了心大的飞龙背影。才落下2波，飞龙赶紧180度转身 ，Doom！ 他落地的声音响彻整座城池，而他的嘴巴也开始逐渐长大，雾气弥漫。待冰霜落地之时，魔法师们早就被江疏雨收了回来。他不由得感到心累，这样子风筝下去得打多久？但好在他早就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毕竟是亚洲级，太容易了反而不对劲是吧？死！飞龙2次疑惑的档口，给了背后的亡灵傀儡们可乘之机。一把多把剑打在身上还是蛮疼的。他的龙嘴前又有冰雾的气息，江疏雨有些郁闷，最终还是决定把傀儡们放在那边当作肉盾，和吸引火力的军力再次放出了鬼灵魔法师们。这一次魔法师们早就准备好了技能，斧一出现，技能就朝着飞龙的屁股冲去。在放了2波魔法攻击之后，巨龙又抬起他2只笨重的脚转身，就要再次吐出冰霜。不是，这才10几秒就放了3次禁锢技能吧？他的 CD 这么短的吗？江疏雨有些怀疑人生了。这个赖皮！他焦急地眨着眼睛，脑细胞飞速奔跑工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在飞龙再次调转方向，继续拿亡灵傀儡们出气的时候，江疏雨放出了魔法师们，让他们分散开来，将飞龙包围住。注意到这番变化的飞龙有些恼怒，吐息着寒霜就朝一个方向丢去，但是也只能命中2、3个罢了。飞龙的瞳孔微缩，僵在原地几秒后，江疏雨突然感觉浑身汗毛倒竖。他抬眼看去，飞龙已经盯上了他。唰！对方伸展开翅膀，朝着他的方向飞来。风驰电掣间，江疏雨立刻给自己套了个新的6段甲，然后用精神力凝结出魂火。吼！飞龙发出惨痛的声音，但翅膀扇动的频率一点也没变小。他迅速调整好，嘴巴中渐渐染上了一层层冰霜的气息。江疏雨睁大了眼睛，就在他以为自己将会被冰冻之时，一个影盾出现在了身上。6段甲的黑芒也配合着影盾，在艰难地闪烁着。影盾和6段甲会自主配合。冥冥之中，他能感觉到影盾与6段甲闪烁的频率是一样的，达到了共振状态。他压根没有想到自己在 BOSS 面前屁事没有。对，我怎么忘记了？我现在的防御可是有8万多的。他的眼底划过一抹惊喜，呼吸因为激动急促起来。好家伙，看来我是全员的肉盾了。本该由亡灵傀儡承担的重任，竟然落到了他的头上。于是，身材颀长的江疏雨和庞大笨重的飞龙对轰起来，画面堪比好莱坞大片《巨龙与勇士》。无数冰霜气息落地结冰，偏偏江疏雨站着的地方毫无冷意。他的翅膀疯狂扇动，却一次次被江疏雨的运魂剑给打回去。飞龙恼怒无比，却也使不出别的花招来。这下江疏雨放松了许多。交手数十秒之后，他方才觉得亚洲级 BOSS 也不过如此。感受到亡灵傀儡们脱离了冰冻状态，江疏雨迅速将他们收回了芥子空间，又立马放了出来。只见傀儡们出现在飞龙周身的半空中，双手举剑就朝着飞龙砍了下去。魔法师们出现在远处，朝着飞龙丢出魔法。火热 PK 中的飞龙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偷袭，怒吼一声，将翅膀左右扇动，试图把他们拍飞。就在他如钢铁般坚硬的翅膀左右扇打时，傀儡和魔法师们早就回到了芥子空间中，惬意的修身养息了。就这样，江疏雨不断循环往复的收放军力，施展魂火，挥剑斩龙。江疏雨突然体会到了战斗的快感。一直以来，他因为自己的召唤技能，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位召唤师，几乎都在后方看着召唤生灵们打架，偶尔上去添一把柴。但现在，他突然觉得自己可以是剑修，
也可以是魔法师，甚至是不断给人加盾的法修。鬼修亡灵师这个修炼之道的概念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他可以成为任何他想要成为的样子，而不是因为外界说他应该是什么就是什么，随心所欲的在修真界走自己的道，那才是最强的游戏玩家。这个游戏没法氪，人人公平。如果他是单修，他也能拿炼丹炉丢出去砸人，把自己从一个只知道给人治疗或增幅的法修变为一个术修。如果他是月辉使者，他同样也可以把法杖不断强化，变成杀人的武器。为什么要限定术修和法修呢？情女也可以杀人。江疏与对战越发熟练，飞龙的眼底有些惊讶，这么弱小的人族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实力？魂火不断飞出，运魂剑屡次打在飞龙身上，傀儡和魔法师也频频丢着技能。飞龙郁闷无比，却也找不到突破困境的办法。双方如此拉扯肉搏20分钟之后，他幽怨地发出一声长鸣，击杀 LV40墨龙镇边将军，经验加4000000，获得黄级墨龙香玉刃，亚洲黄级墨龙苦无，亚洲黄级墨龙手套，亚洲龙核心号5，2阶开通全限令牌，称号龙之猎人。3个黄级武装都是全属性加成，各类增幅或者攻击削弱至少为 50%， 且都是墨龙亚洲套装之一。称号同样也有全属性加成的作用，还能减少一半的技能消耗。但是称号这东西一旦有人获得，整个修真界就不会再掉落了。至于2阶开通全限令牌，则是修士踏入2阶之时的必备物品。一道光柱从天而降，400万经验直接把江疏雨送上了 LV28。来修罗之地1天不到就升1级的人世所罕见，他现在却顾不上查看自己的属性，而是翻看起虚空收纳玉来。黄级武装一般和最垃圾的黄级武装差不多，20多万灵石就能买到，没有军衔也可以买。而黄级武装困难的价格却翻了不少倍，和市面上最顶尖的黄级武装一样，200万灵石上下，至少白文5花才有权限。黄级武装亚洲就更不必说了，其整体已经赶得上轻级武装的水准，但是都要 LV36 以后才可以穿。江疏雨无奈检查起其他东西，现在材料他已经收集了一半，也许再来一次就能完成新尊布置的任务。将称号触发激活后，他的所有属性全都增加了500点，而所有技能除了枯骨烂炸，全都和他一同踏入了 LV28。此时亡灵傀儡的属性均值为2万，鬼灵魔法师的精神力为4万，其他属性为1万。江疏雨现在已经熟悉了这个副本的构成，相信下一次一定会轻松许多。先休息吧，打了几个小时，还有好多亡灵傀儡没有缓过来。虽然亚洲级确实有难度，但现在看来并难不倒他，而且他注定要用时间俘虏的，干嘛不用在亚洲级上？他才不会做如此亏本的买卖。江疏雨刚出现在副本入口，6段甲的暗芒就闪烁起来，浓郁的血腥味顿时冲向他的脑门。除此之外，便是饿狼的嗷呜声与分尸人肉、衣衫撕裂的声音。眼前的场景让人感到置身地狱。不远处魔狼们尖锐的獠牙在他的眼前闪烁，地面上都是残肢与血洼。极品魔狼注意到他，谨慎小心的转身向他靠近。所有人族都被魔狼包围在一团，副本入口很不巧，刚好在包围圈之外。眼看极品魔狼就要发动技能，一把剑划破长空，正正的垂直而下，刺穿了一匹魔狼的背部与胸腔。江疏雨眼底有些惊讶，这把剑似乎是那位白纹漆花的壮汉的武器。果然，在那柄剑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锋利剑矢与一杆长枪，还有一条长鞭，将靠近江疏雨的极品魔狼分别打伤制住。小伙子，快过来！一个人危险！大汉带着他的队伍边和魔狼对峙，边朝着江疏雨的方向移动过来。有6段甲在，江疏雨其实根本不会受伤，但他没有想到有素不相识之人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向他伸出援手。看着江疏雨发呆，大汉有些着急，带着11个队友朝着他这边加速赶来。还没到他跟前，一道治疗术还有一个护盾已经直接丢在了他身上，让他哭笑不得。他看向那10几个人，心中有一股暖流划过。小修士，你发什么呆啊？快让姐姐看看，你受伤没？吓死哥哥了，还好没有事。要是咱们玄武大陆损失了一位年轻天骄，那得多心疼啊！大汉和队友们很快就围到了他身边，言辞诚恳关切，全然忘了这位小修士刚从亚洲级副本里安全无虞的出来。那感觉就好像他们真的是自己的哥哥姐姐般。原来玄武大陆的修士这么团结。大汉按住他的肩膀，这位弟弟，哥哥姐姐们先给你拦住魔狼，你快触发传送符回阵营。江疏雨回过神来，却摇摇头，我不回去，请问这里？说着，他看向四周。大汉抿唇，蹙着眉头，还不是魔窟的那些阴损玩意儿，放出这么一堆疯狼出来。那你们怎么不离开？他看得出来，这些人实力强悍，想要突破魔狼的包围圈，分分钟的事。会治疗术的那位法修姐姐眼唇笑起来，没办法，谁让我们的领队心地善良呢？看着刚刚从副本里出来的人被咬死，他不忍心，决定留在这里救人。他的语气轻松，一点担忧之意都没有，似乎周围的魔狼根本对他们造不成威胁。江疏雨这才注意到，这13人都是白纹漆花，至少在战场混迹了不少日子，自然不惧这些最低等的魔狼。啊！一道惨叫声传了过来，当即江疏雨就看见一位预言家照出一面水镜，将那边的场景放映出来。惨叫之人的眉心有一团虎火标志。九湖大陆有人被咬掉了一条胳膊，众人翻了个白眼，大汉更是撇撇嘴，一条胳膊而已，死不了，就算断了肢，只要不死，回到阵营之后都能被一修法修治疗长出来。江疏雨在蛇人族副本见识过九湖大陆对玄武大陆的恶意，自然明白为什么这群人对对方没有好态度。
换做他是其中一员，也会翻白眼。但是现在他跟这帮人并没有默契。预言家再次施展水镜，确认里面没有人后，便给大汉说了一声。只见大汉的眉梢里藏着的担忧瞬间少了几分，准备突围。他下了命令，几位法修加盾的加盾，加增幅的加增幅，甚至再次施展了治疗术和清晰术，确保众人的状态都在顶峰。而术修们严阵以待。一位诗词术修瞧见江疏宇还在原地，笑道：“弟弟，你怎么还不回去？”江疏宇再次摇头：“我还要打副本。”嘎吱，密集的嘎吱声响起，191个亡灵傀儡瞬间对在上百只魔狼前，穿着破旧法衣的85个鬼灵魔法师们也丢出了技能：冰雪凝冻、雷闪术攻击、赤阳光子灼烧。一行人跟前瞬间被清空了一片，几位法修惊得停下了加持的动作，术修们也目瞪口呆，僵硬的扭过头来看向江疏宇。这个如此年轻的小修士，实力这么恐怖的吗？哪家召唤师能瞬间喊出200多个大手？有4、5个都很厉害了吧？都退后！这13位兵油子立马听令，向后退了一步，站稳之时才诡异的发现自己竟然会不由自主的听江疏宇的指挥。还不等他们细想，他们前方的魔狼群中就传来了砰砰爆炸声，眼看着成片成片的魔狼被炸飞，浊气被空气中的余波推得好远。我眼花了。没有吧？兄弟，我掐你一把！咱们是在做梦吗？应该不是。江疏宇缓步向前走着，顿生浓烈安全感的13人也紧紧跟着。每隔几步就有一次爆炸，一行人所过之处没有一条魔狼的活口。江疏宇的衣服胳膊处，白色彼岸花的周围开始亮起了1个、2个图案。不多时，他腰间的弟子牌也亮了起来。积分100，军衔白纹1花，奖励贡献值1000，功勋点5。积分200，军衔白纹2花，奖励贡献值1000，功勋点5。江疏宇随意一瞥，立马了然功勋点的主要来源了。看来他很快就有资格拜入神道峰了。眼尖的大汉看到弟子牌，赶紧跟身旁的队友分享自己的新发现。这应该是师弟，快看他的弟子牌。还真的是玄武圣地的弟子牌。哇，居然是师弟！突然，江疏宇顿住了脚步，不再使用枯骨烂炸，因为清理了将近2/3的魔狼后，剩下的那批正在围攻其他大陆的修士。江疏宇可不想从攒积分顺便救人变成攒积分顺便杀人。亡灵傀儡们一拥而上，几乎渐渐秒杀。那些突然被救的人终于得以喘息，颤抖着调整自己的呼吸，有的还心有余悸地瘫坐在地上。当然，也有一些懂礼数的修士们反应过来的瞬间，就朝着他们的救命恩人江疏宇行礼致谢。得救了！哈哈，这次我们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别做梦了，你看看你都伤成什么样了，能不能不揭短？话说这次怎么会有这么多魔狼啊？是魔窟准备发难的前兆。修罗之地游荡的魔狼什么时候少过？可能只是咱们恰巧碰见而已。也是，没准也有其他地方现在跟咱们境况一样。那咱们还是得跟阵营汇报一下吧。对，正好咱们先回去休养一番。被救的人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很快就拍板。顿时，小部分人都触动传送符，消失在了此处。大汉见此时人都救得差不多了，走到江疏宇旁边，抱拳道：“师弟，我也是玄武圣地的弟子，我名陆金安 ，LV37剑修，敢问你是哪个峰的弟子？”听到这话，江疏宇有些惊讶地回了一礼：“啊，竟然是陆师兄，我是江疏宇 ，LV28鬼修，昨日才拜入玄武圣地，还未择封。”陆金安傻眼了：“不是，现在圣地心这么大了吗？新弟子都敢放到修罗之地来？”傻眼的不止他一个，他身后的那些队友同样如此，一个个都张大了嘴巴，似乎能塞下一个蛋。刚进圣地的弟子再怎么说，最高才 LV20差不多吧。这群师兄师姐有些怀疑人生，他们的记忆里，新弟子参加大典，被老弟子好好教训一顿，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然后新弟子就乖乖的听长老们教诲，好好修炼，学习技能。平日里完成圣地布置的任务后，就专心的增强技能熟练度，去副本大阵历练。待到等级成熟之时，再接任务来修罗之地，或是根据风中要求去完成别的任务，至少也要打完荒芜雪原才行吧。诗词竹修走了过来，看着江疏宇，一脸好奇：“江师弟，你的鬼修是个什么修炼之道啊？我还没见过呢，感觉好强。”江疏宇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师姐的也不差，我也没听说过师兄呢。”嘿嘿，不好意思，忘记修炼之道不是咱们说了算的了。那位师姐恍然大悟，挠挠头解释了下，然后自我介绍：“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林百威 ，LV37。”江疏宇轻笑，行礼道：“林师姐好。”哎呀，你这孩子这么客气。林百威摆摆手，笑道：“我们还没好好谢谢你呢，要不是你的话，我们还不知道要费多少时间才能突围呢。”他说的也是实话，以他们的能力确实可以突围，但是必定要付出点代价。但江疏宇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局面，3下5除2就搞定了，一场危机就此解除。斩杀魔物本就是我辈修士的职责，陆金安不禁对他的好感又上升了几分。江师弟说的没错，斩杀魔物本就是我们的责任。等我到了 LV50踏入2阶，就闯进魔窟里面击杀那些魔物。另外10几个人都点点头，但林百威却不赞同。哎呀，别放大话了，踏入2阶的任务，咱们能不能完成都还一说呢。那有什么的，咱们慢慢来不就好了？咱们先把军衔给升上去，再多赚点零食，到时候买一大堆更好的装备，一定可以。江疏宇并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所以只是在一旁安安静静听着，顺便休息。毕竟他待会儿还得再下一次副本呢。上一次就花了10几个小时，
这一次虽然会短些，但应该也要10个小时左右。没有耕坏的田，只有累死的牛。哎，副本入口前再次升起了篝火，众人有说有笑，就好像刚才那一堆魔狼并不存在一样。而此时也有不少修士赶了过来，这里的人似乎都有一种默契，找到各自大陆的大队伍。有些修士亲眼目睹了刚才江疏雨大杀四方的模样，心中既有感激，也有对玄武大陆的羡慕和嫉妒，但没有一人赶上来像之前的那位九湖大陆修士一样过来找茬。魔狼们的尸体也早就被修罗之地吞噬了。江师弟，喝点暖暖身子。陆金安豪爽地端着一个酒碗递给了江疏雨。江疏雨眉毛狂跳，连忙拒绝：“多谢师兄，我不会喝酒。”“哎，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酒，这是一位酒道法修研制出来的药酒，不仅可以加速恢复，还能让你精神大振，特别是战斗之后来上一点，滋味啧啧，快活似神仙。”林百威笑盈盈的端过酒碗递了过来：“师弟，你放心喝吧，这东西不会喝醉的。”江疏雨眨了一下眼睛，看着手里的神仙酒。他在玄武商会或交易集市似乎看到过这种药酒，在售卖的数量十分有限，想来沿袭这一道的人并不多。他试着喝了一小口，一股干裂又浊辣的酒水穿过他的喉头，抚摸着他的舌尖长驱直入。江疏雨忍不住再次尝试了一下，这滋味确实啧啧，虽然效果没有凝神果那么好，但胜在滋味不错。对了师弟，待会儿我们要进副本，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陆金安撸着串，一边嚼着肉一边问道。见江疏雨摇头，他咂巴嘴，回味着舌尖的美味，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没关系，自己也行，但是你别再选亚洲籍了，一个人好难打。真他娘的坑！你活着出来的时候，哥哥我都被惊呆了。是啊，我们上一回打的时候累得要死不活，所以这次才回来找场子。那些控制技能烦都烦死了。”林百威接过话茬，也吐槽起来：“上次你陆师兄装备技能还不行，进去后差点喂妖兽了。”陆金安不自在地摸了一把自己垂在耳边的头发，嘟囔起来：“那次不是因为等级还不够吗？技能学的不全，而且装备都还是成级。这次咱们等级够了，技能也学了，装备也更新了，就差没有打到我想要的剑人。咱们下一次一定能够打到。上一次进副本前也是这么说的，可还是没打到啊！你那剑刃的掉落率也太低了。”林百威毫不留情地给他拆台，说话间还给江疏雨递了一串肉：“师弟，你现在可要好好攒装备，等你级别到了之后直接换上就好了，不然到时候再去找来凑齐可难了。你要是有什么想要的武装可以跟我们说，以后我们打到了便宜卖给你。”“师兄师姐，你们说的剑刃是什么？”江疏雨毫不留痕迹地接了他们之前的话茬：“嗨，还不是那个什么墨龙香玉刃，我就差那玩意儿就能集成一套了。”陆金安说到气闷，狠狠地咬了一口肉：“咱们这一队分开打困难级副本后，基本都集齐了最难得的部分，就差它了，所以这次也只能打亚洲级，希望那个剑刃能长点眼睛，自己主动掉出来。”林百威悠悠叹了一口气。江疏雨有些疑惑，为什么不一直打亚洲级呢？哪有那么容易啊？一直打亚洲级需要损耗很多，太累了，也只有昊天风、神道风和圣贤风那几个大风的人才能一直。陆金安遗憾地摇摇头，突然他的眼前亮了起来，而其他人也顿住了吃肉喝酒的手，使劲眨巴着自己的眼睛。这是香玉人。陆金安结巴起来，看着眼前亚洲级掉落的剑刃，他集齐的其余武装大多数都是困难级的，亚洲级的寥寥无几。本来以为这次还要进3次亚洲级副本来着，却没有想到眼前已经有了他朝思暮想的东西。江师弟，你把亚洲级副本打通关了？陆金安和其他人原本都以为江疏雨是打到一半发现自己打不过，所以才安然无恙退出来的。可现在这是假的吧？师弟是假的吧？江师弟，你真的才 LV28？ 有几人不禁问出了声，然后他们才觉得自己问了个蠢问题。陆金安盯着剑人的目光火热极了，他结结巴巴地开口道：“师弟，不知这个东西，你可不可以卖给师兄？”江疏雨轻笑，只是把剑刃塞到了陆金安的怀中：“先试试能不能组成套装吧。”“能，肯定能，我已经有5个了，就差这么一个就能集齐最低配置的6件套。”陆金安激动不已，十分小心地用双手捧起了那枚墨龙香玉刃，放在了自己的剑上。瞬间，那柄在战场之上磨练了许久的剑光芒大盛，下一秒，那道光芒就被更加夺目的光芒所掩盖。天啊，有人集齐套装了！有人定睛一瞧，仔细打量了陆金安一眼。是他们啊！听说陆金安是他们队伍之中最后一个没有集齐套装核心部分的，看来现在已经完成了他的夙愿了。那人的声音不大，但陆金安却听得了个仔细。身为一向豪爽的剑修，他不甘示弱地大声回应道：“那位道友，夙愿可不是这么用的，我陆某还活着呢。”可那人没想到会被听见，有些尴尬。受教了陆道友。林百威戳出他的胸脯：“老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更扛伤害了？”“哈哈，何止啊！我现在伤害翻倍，受到的伤害减半，强的一匹。”陆金安哈哈大笑，然后看向江疏雨：“师弟，你这个剑刃怎么卖？”江疏雨淡然开口：“陆师兄，你看着给就好了。既然他们愿意便宜卖给自己武装，那他也不能不懂得回报。而且他相信陆金安肯定不会亏待他的。”果然，陆金安思量再三，开出了个非常公正的价格：1000万灵石如何？按江疏雨的经验，商会中最顶尖的黄级武装是200万灵石，至于亚洲级的还没有见人卖过，所以就冲着这个稀有性，还是套装的组成部分应该会再贵一点。但是他没有想到陆金安竟然这么诚恳，他下意识地摇摇头，嘴里还嚼着肉。
但陆金安却不知道他心中所想，不由得着急起来。江师弟，我只有1000万灵石了。其他人也误以为江疏雨想趁火打劫，有些恼怒这位师弟的时候，却听见他吞下了肉，开口道：太贵了，黄级武装哪里值这个价？众人愕然，竟然还有人卖东西嫌灵石多的，世所罕见啊！师兄给我500万就够了，不行的话，咱们这桩买卖不谈也成。陆金安惨咬到嘴边的鸭子，哪能就这样放跑了？而且眼下的情况看来，还是他占了便宜，他也不至于蠢到那个地步。于是双方愉快地进行了交易。如此一来，双方的距离拉近了不少，都觉得对方是耿直爽快之人。魔窟，哦，本魔的那些乖狗狗们竟然都死了吗？一道猩红的目光在黑暗中闪烁不定。去个魔，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属下领命。修罗之地，喝完神仙酒的江疏雨，之前在副本中经历了艰难苦痛的疲惫一扫而空。师弟、师兄师姐们先进去打副本了哈。整个队伍如今的气氛轻松很多，至少不用再为陆金安的贱人发愁了。现在冷却时间结束，他们自然还是要进去一趟的。好，师兄师姐，你们小心。13个人都咧开嘴笑了起来。师弟，待会儿你自己也要小心啊。现在他们对这位小师弟的印象好的不能再好了，要不是人家的召唤生灵多，他们还真的想把人拉入伙。突然，有一伙人的气息旺盛，正在朝这个副本靠近。他们周身的灵气涌动，还有些没稳定下来，看来是刚刚战斗过。那7人正站在一道紫色的光圈之中，说明他们现在正在加速状态，浊气也因为他们的出现而纷纷避开。这是传说级灵剑修的增幅。在场识货的人不少，他们都穿着统一的服装，快看看是哪个大陆的。又是玄武大陆的，不会跟那10几个人一样都是玄武圣地的吧？如果是玄武圣地的，那就正常了。也是，如果是玄武圣地的，那就容易理解多了。玄武圣地的天才太多了。陆金安立马就看出了来人的身份，这些都是凤栖圣地的弟子。谁都没有注意到江疏雨的嘴角噙着笑意。是他啊！只见一个活力四射的身影已经跑了过来。小江，竟然会在这里碰到你，太巧了！他像一只兔子般，眼睛闪烁，刚才在战斗之中的煞气一扫而空。看到2人的表情瞬间精彩，其他人哪里还看不出他们的小九九？特别是正对着百里奚的这10几个人。你出现在这里，应该是接了任务，是不是需要一些关于龙的材料，比如龙血、龙角？还没等江疏雨笑着点头，就听见他自顾自地说道：不对，应该不只是这些东西，你的实力这么强，应该还有龙丹。说完，他眨巴着眸子盯着江疏雨，那模样像极了在说快夸我一样。对了，但没完全对。他不忍心让女子受到挫败，于是含笑点头。西西真聪明。说完这句话后，只见百里奚的脸瞬间爆红。你说什么呢你？江疏雨这才后知后觉，原来自己不小心把最近心里对百里奚的定位说了出来。看到他娇羞的模样，江疏雨觉得可爱极了。本来只是口误，但是看到百里奚的模样，他瞬间释怀了。看来他并非是一个人单相思，有机会罢了。就听见他嘟囔着：你应该叫师姐。江疏雨颇有深意的笑道：我现在可是 LV28了，应该比你高了吧？那你是不是应该叫师兄？百里奚的眼底划过一抹惊讶，立马转移了话题。天哪，小江，你的速度竟然这么快！话说我也是来找龙丹的，真巧呢。江疏雨没拆穿他的小心思，还不等他继续问百里奚为什么来这里做任务，就有一道突兀的声音打破了2人之间的气氛。西西，这人是谁？也不介绍一下吗？闻言，江疏雨立马皱起了眉头。他现在才能喊西西，怎么这个人比他还轻车熟路？只见那人走了过来，是整个队伍中唯一提着剑的，想来应该就是那位传说级修士了。陆金安看着对方的时候，眼底有些火热。林百威赶紧出言：没过多久你也一定可以的，说不定还会比他厉害。陆金安感激地看着他，其实他心里清楚，很难。灵剑修不仅可以进攻防守，还能对敌方进行控制，十分强大，几乎是所有剑修都希望成为的对象。现在的他只能等待踏入2阶的时候，看自己的运气怎么样了。如果运气好的话，是可以让自己觉醒传说修炼之道的。这位是我的朋友。百里奚坦然开口：见过道友，我是 LV36灵剑修程颂恩。见过道友，我是 LV28鬼修亡灵师江疏雨。程颂恩没听说过这个修炼之道，突然觉得有些难搞，挑起了眉头。小江，你的进步真快。介绍完之后，百里奚很快就和江疏雨聊了起来。江疏雨笑笑：要不要我带你打副本？此言一出，百里奚的眼睛瞬间亮了。真的吗？太棒了。他的心情是美丽了，但是程颂恩就不大好了。西西，你不是说要跟我们一起打副本的吗？不麻烦了，谢谢你啦，现在我有朋友带我了。程颂恩看向江疏雨的目光瞬间变得不善起来。他才 LV28，怎么带你？哎呀，我又不会说大话，他肯定能带我，谢谢你带我过来。程颂恩突然有些气闷，合着是自己把百里奚送上门的？江疏雨眼底却是一副看好戏的神情。死！林百威突然抱住了自己的胳膊，倒吸了一口凉气。修罗场失败者程颂恩不甘心的上下打量江疏雨，越看越不顺眼，但江疏雨丝毫不在乎。传说的修炼之道又怎么样？在他面前还不是照样挨打？现在他的眼里只有百里奚。身为灵剑修，程颂恩是有点傲气在身上的，他的骄傲不允许他低头，更不允许他做出死缠烂打的事情。好，那你注意安全，需要保护的时候可以随时找我。放心吧，疏雨肯定会保护好我的。百里奚笑眯眯的点头。虾仁诛心，程颂恩突然觉得有些刺目，扭头离开。几人都没说话，
直接选择了困难级进入。对方人少，人多的话，也许会选择亚洲级。人少，就算实力再强，在亚洲级面前也不够看。所以江疏宇心中肯定，自己一个打10个这位林剑修都没问题。陆金安握着剑柄的手上青筋突然放松下来。原本在感受到修罗场的时候，他们都以为双方会爆发冲突。他们这边的人都是玄武圣地的，理所当然要站在小师弟这一边。师弟，我们走啦，可别忘记保护小师妹哦。你这话不对，应该是师弟别太沉迷于保护师妹，忘记打妖兽了，哈哈哈。噗嗤，你们别打去了，没看师妹脸都红了吗？师弟，我们先走了，再会。他们说说笑笑的消失在了副本入口前。可，西西，你什么都没有听到。百里奚抱着胳膊别过脸去，嘟囔道：对，我什么都没听见。哼，那我们现在走吧。说到这个，百里奚完全没了复杂的情绪，清澈的眼睛里都是江疏宇的身影。好啊，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偷懒了。江疏宇心中失笑，这个懒丫头，她的资源这么多，哪怕稍微勤奋一点，也不至于才这个级别。亚洲级，江疏宇选择之后，就听见百里奚欣喜的声音：太棒了，我还从来没有去过亚洲级副本呢，这次终于有机会参观了。他没有一点质疑，甚至还把自己定位成了游客。对，西西，你可以跟着我参观一下了。江疏宇的眸子弯起来，看着百里奚，美人如画。端地那是一个月娥星，眼笑微颦，柳腰桃艳不胜春。美，他们两人的这番话，许多人都听见了。此时已经有不少别的修士赶到了这个副本入口，不清楚江疏宇的实力。啧，这都什么年头了，竟然还有人敢如此说大话。是啊，两个人去打亚洲级副本，我看是去给妖兽喂肚子吧。就算是玄武圣地的，也得有不少人来才行吧。说到玄武圣地，我记得神道峰的人前不久也才来过，那也不看看上一次神道峰都是什么配置。14个人里面有6个是传说的修炼之道，武装还都是全套顶尖黄级的。哟，你说起这个，我瞌睡可就不来了。有个女修可好看了，是什么刀锋武者？对，她还挺厉害的，在那几个人里面也算是拔尖的人物。但这些话语全都被淹没在了副本入口之外。呀，糟了，有个东西忘记给你了。江疏宇突然一拍脑袋，有些懊悔自己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黄级墨龙苦无应该很适合杀手用。是什么东西啊？可以先告诉我吗？百里奚站到他的跟前，看着他的眼睛，想要把他看穿。不了，这是个惊喜，等出去再给你吧。江疏宇浅笑着，注意着周围的动静。那就说好了，给一定是惊喜啊，可不能是惊吓。放心吧，不会让你失望的。说完，江疏宇就把亡灵傀儡和鬼灵魔法师全都放了出来，顺手还给自己和百里奚套上了6段甲。咦，这是你的新技能？好新鲜啊！谢谢你，疏宇，姐姐爱你。他跳上来，用拳头捶了一下江疏宇的胳膊。江疏宇汗颜至极，哎，是用拳头挨的吗？上次栽了跟斗之后，江疏宇不再用影子纠缠招仇恨了，按部就班的一点点扫过去。毕竟除了墨龙杀手，其他的妖兽全都会控制技能，一旦被控制住，他又要耗费心神风正死对方，和慢慢打过去相比，效率反而低了很多。不过也幸好，亡灵傀儡和鬼灵魔法师的属性已经比之前高了一点，这次打起来似乎没多少难度。接连几个墨龙巡逻兵被解决后，百里奚越发觉得自己这条大腿没有抱错。你来打副本真的好像郊游啊，动点脑子就会简单许多了。百里奚挑了个眉，暗有所指，那是对你而言，要是别人遇上了，可得打得累死累活呢。看来姐姐我的眼光真不错，竟然提前报上了你这么个金大腿。百里奚一路上说说笑笑的，让整个副本肃杀的气氛瞬间消弭了不少。我本来好好的待在副本大阵里，和人组队佛系历练呢，结果突然给我布置了任务，所以最后我只能可怜巴巴的跑到郊外 LV26的阴雅之域，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打一般级副本。因为任务目标有2个，一直打一般级也太累了，差点把命给搭进去，所以我就和别的修士一起去打困难级的。哎，说到这我就来气，本来以为和人在一起打妖兽会轻松一点，结果那些人真的菜的不行，武装基本都是红级的，让人看得心惊。后来打 BOSS， 竟然让我一个杀手上去当坦克，这都什么脑回路啊！百里奚越说越气，甚至像包租婆一样叉着腰。那枚如红玉般的贪婪妖王兽核，此时已经变成了他手上的戒指，在阳光的照射下温润发亮。不过幸好姐姐我撑得住，任务目标全都拿到手了，这一次总算是有惊无险。注意到江疏宇的视线之后，百里奚笑嘻嘻的扬起自己的芊芊玉手，怎么样，是不是很漂亮？漂亮。要做成贪婪妖王之戒，除了最核心的兽核之外，还需要一大堆材料。不仅如此，还需要找到一位非常厉害的武器大师才行，他才把这个东西送给这牙。头没几天，竟然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看来，百里奚的身份更加不简单了。而且让他突然出门做任务这种事，一看就是有人刻意而为之，但圣地显然不会多管闲事，所以应该是他的家里人插手了。那么这权力可就大了，至少和新增的地位半斤八两。他也很好奇，技能全部加1级的感觉对他来说有没有用。不过也只是好奇，因为这枚戒指已经和百里奚绑在了一起，那么只能用另一种方法，那就是自己再重新弄个材料，打造武装，亲自试试效果。所以你的任务目标就差龙丹了是吗？对啊。百里奚点头如捣蒜，然后悠悠叹了一口气。我家老头给我布置的任务还差：第一，拿到1枚龙丹；第二，拿到 LV30；第三，
军衔要到白文一。什么？你竟然都二花了？江疏雨点头，对，刚才在外面杀了几只嗜血魔狼。百里奚一改之前慵懒的态度，捏着拳头放在自己下巴上，试图卖萌。小江师兄，你可要帮帮我！还不等百里奚说出什么下文，江疏雨就已经点头答应了。当然没问题。时间转瞬即逝，两人很快就到了城池之外的营地。将魔法师和射手全都杀光之后，一道光柱从天而降，百里奚升级了。天哪，竟然那么快就到 LV27 了！小江你也太棒了吧！被你带飞的感觉真好，每次都轻轻松松的，什么都不用做，只要跟着就好了。哎，不像我跟别人，累死累活的，还容易遇到危险。百里奚一直夸着江疏雨，希望自己能抱牢这条金大腿，殊不知这条金大腿早就做好了准备。有美人焉，君子好逑。踏入城门之后，所有傀儡和魔法师都将二人包围起来，层层保护住。这是做什么？百里奚清澈的双眸中都写着不解。江疏雨也没瞒着，这里的妖兽会隐身啊，原来是这样。他拖长了尾音，美眸一转，突然指着一个方向，在那里。江疏雨想也不想，立刻让魔法师丢出技能，让墨龙杀手现形。果然，潜影杀手本身就会隐身，自然也能看破隐身的技能。那只被指出来的妖兽转瞬毙命，厉害不厉害？百里奚扬起下巴，跟他邀功。没见过他这副模样的江疏雨失笑，忍不住摸了下他的头，厉害，西西最厉害了。百里奚的脸蛋染上了绯红，你怎么学坏了？你以前不摸我头的，那是因为以前不太熟，难道现在我们不熟吗？江疏雨给出了一个理所当然的理由，百里奚思忖片刻，竟也觉得言之有理。本来要花费很多时间度过的危机四伏的街道，在百里奚的帮助下，很快就被清理干净了。现在唯一的麻烦就是，BOSS。江疏雨爽快的又重新套了一副6段甲，给自己和百里奚。西西，你先到城墙上看着。啊？为什么？你不是有很多可以扛揍的召唤生灵吗？百里奚一脸疑惑。江疏雨顿觉找到了知音，无奈道：在这个飞龙前就反过来了，我才是那个抗揍的。百里奚似懂非懂的转身离去，跑到了高高的城墙上坐下。啥也看不清啊！百里奚果断使用了技能，这样就看得清了，不错。接下来就是听书的时候了。百里奚突然发现这里不是茶馆，也没有瓜子儿，虚空收纳玉更不可能打开。于是他无奈的摇摇头，从自己怀中的储物袋里东翻西找，终于找到了一个烤土豆。他直接把土豆掰开，撒上辣椒面，一口咬了下去。啊，真香！这是之前江疏雨给他的土豆之一，竟然到现在都还没吃完。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江疏雨此刻竟然没有一丁点烦躁的感觉，反而有些跃跃欲试。这就是战斗的感觉吗？百里奚好奇地望着远处那遗世而独立的身影，他怎么一个人啊？他并不担心江疏雨会遇到什么危险，只是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战术。嘣！眼前的雕像才刚刚裂开，江疏雨就丢出了一团魂火，惹得飞龙忍不住嘶吼起来。吼！他疼的翅膀到处乱拍，突然一道影子从天而降，环抱住了他。飞龙的速度瞬间堪比蜗牛，但很快他又如上一次那般，没花什么功夫就挣脱了出来。他愤怒地扇起自己的翅膀，江疏雨不闪不避，硬生生地挨了这一巴掌，却毫发无伤，反而是那只飞龙的翅膀打得嗷嗷疼。他的眼中瞬间喷起火来，口吐寒霜。江疏雨直接拎着剑飞身而上，刷刷，咔！半空中凝聚成的冰瞬间被砍碎，飞龙周围的半空还出现了数只亡灵傀儡。斧一出现，雷霆万钧全都打到了飞龙的身上。趁着飞龙的 CD 还没有缓过来，亡灵傀儡们争先恐后的朝他身上招呼起来。等飞龙再次缓过来时，江疏雨又执剑而上，吸引了火力，再次把傀儡们召唤出来。要懂得劳逸结合，还要懂得掐准时机，所以傀儡都跟上一批没什么关系。百里奚看向江疏雨的眸子越发深邃，这个少年的身影在他的眼中正在无限扩大，渐渐吞噬他的心房。击杀 LV40墨龙镇边将军，经验加20000000，获得黄级墨龙刀，亚洲黄级墨龙1，亚洲黄级墨龙杀手耳坠，亚洲龙核星号5，2阶开通权限令牌。百里奚。百里奚此刻正在风中凌乱，我是谁？我在哪里？怎么就得了令牌？他此时没有缓过神来，还有些手足无措，在下一秒那就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向江疏雨奔去。被少女拥入怀中的江疏雨顿时纳了闷，西西，你怎么了？权限令牌啊，那可是权限令牌，踏入2阶用的。抬起2只胳膊的江疏雨眨巴眨巴眼，不明所以，那东西不是每一次打都有的吗？听到这话，百里奚松开了环抱住江疏雨的手，这你就不懂了，让本长老给你解释解释吧。权限令牌每次只掉1个，你看啊，别人都是组队打的，对不对？所以每次有多少人需要，那就代表着他们需要刷多少遍的亚洲级副本。这样一来，一遍本来就够折磨人的了，何止是10几遍？因此，圣地之中有好多人都很难踏入2阶。江疏雨顿时了然于胸，点点头，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趁热打铁，他拿出了苦无，送给你的。百里奚顿时瞪大了眼睛，这是苦无吗？小江，你也太帅了吧！你知不知道亚洲级的有多难得？好多人都只是全套困难级，或者是困难亚洲混合的。我突然有一种预感，只要再跟你混一段日子，我就能收集够全套了。江疏雨确实是这么想的。现在他只觉得这是个历练的好地方，可以刷好多经验和武装，关键这些武装还很值钱。不过他也不会拿去卖零食，
只要给他们2人各自收集1套就行了。他就只有这一点点小目标而已，反正任务也不着急交，星尊也不知道他打副本需要多久。没错，就这样。对了，还有这个。江疏雨取出了一枚龙丹递给他。啊，太棒了，小将你真的太好了，回圣地之后就有姐姐罩着你吧。江疏雨没有反驳他的话，谁罩谁还不一定呢，但他还是乖巧的点点头。看似温驯的小绵羊，其实是一只一击必杀的狼王。这一趟比之前轻松许多，江疏雨才花了5个多小时，而且有了活泼的百里奚，他一点都不觉得这趟历练很无聊。刚离开副本，一片片狼嚎声就响彻在耳边。江疏雨下意识皱起了眉头。副本入口前已经多了不少修士的尸体，嗜血魔狼比上一次更多了。这次几乎所有人都被围困在了副本入口前。陆金安他们之前分成了2个小队，所以早就从困难级副本中出来了。现在那10几个人正站在最前线进行防守。陆金安他们那一队人马刚出副本就被这一批嗜血魔狼给围攻了，受了点伤。但幸好现在他的装备齐全，可以带着队友们一起好好抵御这些魔狼。其他的法修自觉地退到最后，不断施展技能给前线提供支援。幸好我的装备齐了，不然真的太危险了。第一个出来的我就直接葬送狼口了。别提刚才了，眼下的困境是我们得想办法如何突围。众人眼前至少有比之前多1倍的魔狼，如果不能突破包围圈，那么可能会被困死在这个地方。我们走不了，天空之中还有一个魔头。预言家开口，他刚才用水竟看到了天空之上隐匿的身形，我们可能没办法打得过他。这可怎么办？林百威问话的同时看向了领队陆金安。陆金安此刻也皱着眉毛，神色严肃。大家再撑一撑，等到江师弟出来就好了。他手中的剑继续挥舞着，江师弟一定可以把这些魔狼全部杀光，再解决那个魔头。一想到江疏雨，所有人不得不认可他的技能确实很强，准确来说还有他那数目可怕的召唤生灵。于是众人不再说话，默然不语，顽强地抗着魔狼的进攻。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保存体力，撑下去，然后等待救援。嗡！副本入口涡流旋转得更快了，隐藏在浊气之中的那个魔头眸子一眯，不是这个气息，看来我要找的人不在这里。乖乖们，把他们都吃了吧！啊！一道惨叫声响起，陆金安等人感受到副本入口有异动，立刻激动地转头看去。然而在他们在穿过重重视线阻碍，看见是程颂恩一行人之后，瞬间没了兴致。那边的程颂恩却气急了：谁？是谁攻击我们？怎么胆子这么大？说罢，他释放出技能，将身边包围着他们的身影睁开，这才看清，竟然是一匹匹魔狼。此处为何有如此之多的嗜血魔狼？纵然他是传说修士，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阵仗。而此时他已经有一个队友受了伤。陆金安突然想起来，自己忘记提醒他们头顶之上还有魔头的存在了。道友，你们小心一点，头顶浊气里面还有魔头。话音刚落，一道黑色的雾气就朝着程颂恩袭来，好浓郁的气。程颂恩还来不及多想，就已经出手攻击，手中的剑挥了出去，带着凌厉之势，一道灵气瞬间打了出去，化为了一根无形的绳子，将那一团魔气全部都绑在了一起。魔气扭曲了一下，哈哈，放弃吧，你是挣脱不了的，还没有谁能挣脱我的。程颂恩还没有说完话，就突然飞了出去。魔气早就挣脱了那一道灵气的束缚，对方嗤笑道：吃什么垃圾玩意儿，也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这年头正派都流行死鱼话多了吗？咳，掉在地上的程颂恩被胸腔中喷出的血给呛住了，止不住的咳嗽。如果不是他们队伍的法修经验丰富，立马就为他施展了治疗术，恐怕在半空中的时候他就要受不小的伤了。他对刚才那个魔头的话语恼羞成怒，但实力差距在这里，他心中也有了一丝恐慌。那一击的力量实在太恐怖了，就算他用了技能也没有消除多少。瞥见这一幕的陆金安有些无语，没想到他一向羡慕的灵剑修竟然这么脆，这还不如法修呢吧。我突然觉得当不当灵剑修也没关系了。我也觉得不如看看有没有鬼剑修吧。林百威深以为然的点点头，江师弟的鬼修就很厉害。陆金安不甘心地扔出了探测术，可这么一看，他心中只剩下了绝望。LV43魔窟狼将灵牙，这怎么打？实力差距也太大了吧。陆金安同样也知道了灵牙的讯息，蹙眉摇头。哼，我现在突然不希望师弟出来了呢，但愿他打副本的速度慢点，到时候这个魔头估计也不在这里了。林百威和其他人都没有说话，但显然他们心中也是这么想的了。没想到出来这一趟，本魔的运气竟然这么好，还能遇见传说修士。要是把你杀了，人族得多痛心啊！啧，灵牙摇头感慨起来。咻，崩！一个信号弹被放了出去，是程颂恩的伙伴。信号弹已经放出去了，大家再撑一会儿，很快就会有人来救我们的。哼，你们怕不是在痴人说梦吧？很快，你们连援军的面都见不到了。灵牙早就注意到有人拿出了信号弹，但他丝毫不惧。这里隔着人族的阵营10万8千里，再快又能有多快？嗡！副本入口又有异动，灵牙突然停了下来。只见他隐匿在浊气和魔气中的眼眸越发红了起来。是你，就是你这个家伙！竟然是你杀了我的乖乖们！我要杀了你，为他们报仇！他朝着江疏雨冲了过去。师弟小心！陆金安立马明白了，原来这个魔头的目标是江疏雨。没等江疏雨看清楚眼前是什么情况，他只感觉眼前冲过来一团黑雾，还没有失效的6段甲发出了暗芒，将冲过来的黑雾抵挡住了。什么声音也没有，惨叫声并未如期而至。这是什么情况？
程颂恩是最不相信眼前事实的人，明明是同样的攻击，他刚才被打得半死不活，然而这个小屁孩却屁事没有。缓过神来的江疏雨突然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刚才那团黑雾里面分明是一个狼头人身的存在，莫不是狼王来算账了？还好他机智，出来前又穿了一次6段甲。林牙愤怒无比，一次次的向前冲击着，想要撞破江疏雨的6段甲。江疏雨脸上的表情逐渐古怪起来，当然，这副表情的不止他一个，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你一个魔头好好的，一直往人家身上撞什么呢？那画面看了要有多奇怪就有多奇怪。不，我不相信，你一个区人族怎么会有这么强的防御力？林牙撞了好几次，对面之人依旧无动于衷。此时他的眸子除了猩红还有疑惑，但没有人给他解答问题。江疏雨从容不迫地抬起手来，一道蓝色的光从林牙的眼前划过。嗷呜！林牙瞬间抱起头来嚎叫，萦绕在他周身的魔气崩溃四散。众人这才明白什么叫狼将，狼头人身又能号令魔狼，可不就是狼将？江疏雨很快又施展了影子纠缠，林牙周身的魔气已经变成了黑色的影子，紧紧包裹住他。他的嚎叫声越来越慢，竟然还可以这么玩！哇，这个减速技能，我太羡慕了，太适合我们法修了吧？林牙看向江疏雨的眼神多出了一种写不清道不明的幽怨。折磨人就算了，干嘛还要这么社会性死亡啊？现在在林牙的眼中，江疏雨更符合魔头的形象。噗呲，百里奚感觉林牙的模样既好笑又可怜，忍不住笑出声来。如果林牙的头是人头，必定会让人看见他脸上的绯红，太羞耻了。他现在只想逃离此地，对，就往天上飞，看谁能抓住自己。他已经忘记了自己还在被影子纠缠着，身子做事欲往上冲。当当，亡灵傀儡们早就把他困住了，毫不留情的举剑朝他砍去。傀儡的攻击之高，让林牙只觉得肉痛。虽然魔族的肉身一向强悍，可也不经造啊！啊！林牙不断惨叫起来。鬼灵魔法师们当然也没错过秀自己技能的时刻，一道道光华打了出去，外围的魔狼纷纷受到攻击。4万多的攻击，哪里是他们区区小魔物可以抵挡的？再加上江疏雨丢出的枯骨烂炸，魔狼们几乎成片倒下。这是什么情况？我刚刚差点就被咬到了，这魔狼突然就被打死了。没有见识过这个场面的人都惊呆了。陆金安他们则高兴不已，看来江师弟那边已经没什么大碍了。他猜的没错，江疏雨收拾了靠得最近的这一批魔狼后，视线就收了回来，挪到了林牙的身上。百里奚也同样，但他此刻正惊喜于自己的军衔。江疏雨很好奇这个狼首人身的魔物，丢出了探测术。林牙的各项数据不过才到1万而已。林牙没想到魔族还挺有文艺气息的，这名字还不错。因为魔狼已经被清理了大半，许多人都空出了手来。看到狼将一副落水狗的架势，此时不打更待何时？一群人愤恨无比地丢出技能，朝着狼将身上招呼过去。但他们的攻击并没有什么卵用，就像是挠痒痒一样。狼将林牙恼怒的是，这些脆弱的人族在这个时候对他落井下石，他压根忘记了魔族和人族一向势不两立。江疏雨扶着额头，让傀儡们施展了技能，雷霆万钧。一时间，数百把剑绽放出黄光来。住手！一声突兀的大喝响起，但傀儡们又可怎么可能听他的话？击杀 LV43魔窟狼将林牙，经验加215000，获得魔血积分加50。百里奚也得到了提示，捂着嘴巴激动不已。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是白纹1花了，而且2花也快成型。江疏雨也理所当然升了军衔，白纹4花。我刚刚让你住手，你耳聋了吗？听到这番不客气的话，江疏雨朝程颂恩看了过去。你以为你是谁？江疏雨轻轻抬起眉尾。与此同时，傀儡和魔法师们都看向了程颂恩。他突然全身发毛，那一股股浓烈的杀气，至少有上百道。程颂恩心中惊惧，瞬间额角流下了汗珠，不敢再开口。这些召唤生灵的本事，他刚才可是见识过的。凤栖圣地的另外几个弟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也走近围拢了程颂恩。感觉到那一股股令人心惊的威压之后，他们咽了一口唾沫，强忍着心中的恐惧，方才站稳。忠心的程颂恩注意到百里奚疑惑地看向自己，瞬间有了勇气，再次开口。但这一次嚣张的语气明显收敛了许多。江道友，我不过是想着你可以留下活口，这样还能从林牙的口中套出一点情报来。不用，不感兴趣。江疏雨说完，就看着程颂恩，想瞧瞧他还能说出什么话来。可惜这人的口才也不过如此，没有了下文。江疏雨懒得跟他在这里继续浪费时间，把傀儡和魔法师们都收了起来，牵起百里奚的手，朝着陆金安他们的方向走了过去。百里奚还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签就签吧，这感觉似乎还不错。看到江疏雨离去的背影，程颂恩等人都松了一口气。刚才太吓人了，我也是，明明才20多级，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威压？不仅如此，刚才他的召唤生灵都强得可怕。有人拍拍胸口，赶紧让自己冷静下来。那个江疏雨肯定是个狠茬，没见就连他们5人之中最强的程颂恩，在那抹威压之下都不敢有所动作吗？程颂恩此时都觉得自己有些丢脸，自己明明是传说级的修士，竟然会害怕一个 LV28的小角色。他一向知道审时度势，知道该服软不该服软，但这并不代表他甘心。作为一位受人敬仰的传说修士，他不允许自己有一点点丢人的黑历史，所以他幽怨地盯着江疏雨的背影，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有这个信心，灵剑修等级越高，实力才会越强，要不了多久，他就能把江疏雨踩在脚底下。之所以失了那份傲气，
不过是因为现在的江疏宇比较强而已。西西，终有一天，你一定会知道，我才是那个值得你仰慕和追随的强者。他暗暗发誓，眼神落到了二人牵着的手上。若江疏宇知道他的心理活动，一定会觉得好笑。我就是比你强，也许等我 LV36的时候，你还是这个鬼样子。而且签就签了，以后这就是我的人。师弟，你怎么样？陆金安最关心的人多了一个江疏宇，这个优秀的小师弟，有点眼光的人都能看出来是人族的火种之一。江疏宇摇摇头，我当然没事，倒是师兄师姐，你们的情况如何？哈哈，我们都没事，受的一点小伤全都被治好了。陆金安哈哈大笑，摸着自己心爱的剑，多亏了师弟给我的这个剑刃，我才能多抵挡一阵子。墨龙武装套装可以减免1半伤害，他们小队现在都差不多集齐了，所以面对魔狼也受不了什么大伤。很快，魔狼的尸体都被修罗之地吞噬，地上的血迹也在一点点消退。等到了明日，也许此地的血腥味就会消失不见，到时候新来的修士都不会发现此地之前发生过大规模的魔狼袭击。将剩余的魔狼清理殆尽之后，众人全都盘膝而坐，打篝火的、烤肉的、喝酒的、休养生息的，全都没走。这2次魔狼的偷袭，不知道干扰了多少浊气，现在倒好，这一片里应该就副本入口这里最干净了。陆金安感慨道。江疏宇深有同感，因为这一日他都没怎么戴过灵气口罩，原本他还以为是这里的人气重呢。师兄，师弟教你们一个法子吧。江疏宇没有纠结，将灵气口罩演示了一遍，众人惊呆，随后爆发出喝彩声。妙啊，师弟！是啊，师弟竟然如此聪慧，想出这么一个好办法来。他们都已经凝出了灵气口罩，瞬间觉得呼吸之间畅通不已。虽然众人不靠吸收灵气修炼，但是每一次升级所灌输在他们体内的灵气可不少，可以滋养体魄，所以呼吸对空气的要求自然挑剔起来。因此清心丹的市场一向供不应求，这也是大多数丹修的生存之路之一。现下有了这么个好用的东西，可以减少清心丹的使用，众人自然求之不得。江疏宇也不会想到，今后他的灵气口罩会越传越广，不过这对他来说也不过是小事而已，并不值得关注。师弟，你以后还是小心一些，那个狼将似乎是冲着你来的。魔狼都是魔气化为的魔物，是魔族里最渺小的存在，刚才那个狼将就是负责培育魔狼的魔物。每当狼将培育的魔狼超过了一定的量，就会把他们从魔窟中放出来，到修罗之地干扰人族，甚至以吃掉修士为乐。像这2次的事情，我跟你师兄师姐他们不知道遇到过多少次了，真的让人心烦。你做好心理准备，只要在修罗之地混，就一定要和他们打交道的。陆金安说的很多，江疏宇几乎都没听进去，就记住了这样的魔狼很多，那就意味着他可以无止境的猎杀这些魔狼，积攒积分。但有一个疑问藏在了他的肚子之中。话说，陆师兄，接近魔窟的位置不是有很多高阶修士吗？为什么魔狼能被放出来？修罗之地虽是人族和魔窟战场的前线，但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划分。他们这个位置只能说非常靠近阵营，根本不算最前线的主力。陆金安眼底划过一丝狡猾，他十分好奇江疏宇是否参加过试炼，于是声东击西问：圣地的试炼参加过吧？江疏宇点头后立马想通了，所以魔族也能传送。陆金安笑了，这个聪慧的小师弟一点就通。大厨陆金安继续翻动着烤肉和烤鱼，不过他们的这种传送有限制，只能传送这些低级魔物过来，像狼将嘛，也就偶尔出现1-2个罢了。不过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难缠得很。当然不针对你啊。翻好面后，他拖着下巴，实不相瞒，哥哥姐姐们在这里混了这么久，加上这次也就见过2次罢了。那这个限制是谁家的？师兄你知道吗？江疏宇的关注点就很奇特，陆金安一时没反应过来。哦，这个我也不知道，嘿嘿。他挠挠头。江疏宇明白，这可能涉及到了机密，也许星尊那等人物才能接触。哒哒哒，一阵有规律的脚步声传来。哎，是信号弹喊来的阵营巡逻守卫队。林百威赶紧拍了下陆金安的胳膊，看向声源处。这一支队伍有10人，装备精良，都在 LV50以上，是高阶修士，而且修炼之道搭配的十分标准。坦克、射手、剑修、刀客、法修，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他们才靠近副本，浊气在他们的周身散开。原本做好了战斗准备的一行人，看到地面上还残留着的数百头魔狼尸体之时，瞬间目瞪口呆。这什么情况？都打死了，干嘛还喊我们？也许是半路被大能救了。守卫小队队长点点头，想来也只有这么一个理由了。他环顾四周，然后大声问道：刚才是谁放的信号弹？我们这儿。前辈。程颂恩走上前去，礼貌客气地将自己的弟子牌递了过去。那位队长见眼前之人如此客气，还是传说级修士，不禁印象好了几分。这里是什么情况？你清楚吗？是不是有大能路过？程颂恩的性格好在不会诬陷人，更何况这里还有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他再怎么样也不会做出蠢事来。前辈，事情是这样的。他将刚才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守卫队队长听到后面越发惊讶，频频看向江疏宇。才 LV28的年轻小修士竟然如此强悍，不仅把上百只魔狼解决，还把狼将给杀了。他又问了一些细节后，走向了江疏宇。当然，他也没错过江疏宇衣袖上的军衔，白纹五花。不错嘛，后辈。军衔不会骗人，加上刚才他和旁边的小女娃组队会平分积分，少说也杀了500头魔狼。啧，你知不知道，许多人就算到了 LV36，军衔也没有你高啊？那位队长打趣道。江疏宇早就站起身来，面对这样的夸奖，依旧宠辱不惊，
如沐春风。谢谢前辈夸奖，晚辈不过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罢了。守卫队队长的眼底划过一抹惊艳，这样不骄不躁的年轻人，现在属实不多了。刚才一个，现在还有一个，看来以后真的是这帮年轻人的天下了。哈哈，既然没有我们什么事了，那我们就……守卫队队长看向身后的队员，大手一挥，撤退。他扭过头来，向江疏雨相互抱拳离去。江疏雨有些惊讶，为什么守卫队能来这么早？距离战斗结束不过才半小时而已。陆金安见怪不怪地解释，这些巡逻守卫队平日里都在修罗之地各处，不止这一队，待会儿可能还有很多。我估计看到那枚信号弹的巡逻守卫队不下3支，保守估计还有其他在外历练的修士也会赶过来。果然，话音刚落，又有一串密集的脚步声。这就是在边关才会发生的，如此团结的事情，人族一致对外。江疏雨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就做好了准备。要是以后他看见信号弹，他也会赶过去。许多后面赶来的修士发现此地已经安全无恙后，都松了一口气。副本入口前的人瞬间又多了许多，热闹无比。当然，还有许多像江疏雨这样喜欢独自行动的独狼。突然，一道炽热的温度从天而降，浊气被那炽热的温度散开，一只凤凰出现在人群的眼中。光是这出场的架势，就知道此人不凡。是他。陆金安淡淡开口。江疏雨疑惑地看过去，但依旧看不到凤凰之上的人影。林柏微为师弟师妹科普起来，这位是玄武城秦家的千金秦初征，是位传说级圣明法师。过了一会儿，凤凰背上的人已经显露了庐山真面目。他侧坐在凤凰背上，神情淡漠，但目光却好好的扫视了一遍周围的情况。显然，他很关心此处的情况。然而，当他的视线扫到江疏雨的时候，一抹厌恶的情绪一晃而过。此人身上有他讨厌的气息。很快，他骑着凤凰飞离了此处。江疏雨早就注意到了他的军衔，绿纹似花，不知道他杀了多少魔物才有这么多积分。秦初征好像是要在修罗之地找什么东西，平日里都在接近魔窟的地方，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会在这儿。陆金安自言自语起来：“我知道，他在找苍穹石。”百里奚举手回答了这个问题。除了江疏雨，围着这个篝火的所有人都露出了然的神色。难怪，没有人不想要苍穹石。修真界发生异变的时候，天塌了，许多陨星坠落，碎成了小石头，化为了苍穹石。修士在踏入2阶的时候，使用苍穹石可以提升进阶的概率。低阶修士也许能够直接进阶到高阶修士，甚至罕见传说修士。而如果罕见修士用了，当然了，概率并不是100%，但相比自然踏入2阶的千万分之一几率，能提升40%-50%，所以非常难得。在魔窟附近有一种修罗汉鬼，在 LV50上下，有1/1000的几率掉落苍穹石。还有修罗王肯定会掉落苍穹石，但是因为他是皇级的存在，所以百里奚将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出来。陆金安适时接过话，所以他的踪迹成谜，就算有人侥幸遇到了，但因为实力不够或者没有人一起组队，只能眼睁睁看着修罗王离开。没准等我们到了 LV50，踏入2阶做准备的时候，也会到此处寻找苍穹石。江疏雨明白了，这样的好东西谁不想要呢？没看到传说级的也照样要找吗？等等，传说级已经是已知的修士阶位了，难不成？对，我也要去找。百里奚笑眯眯的，我这个罕见的巴不得进阶到传说呢。说完，他看向了江疏雨，到时候我们一起好不好？这样的小要求，江疏雨没有拒绝的道理，毕竟他也好奇唯一隐藏之上是什么。众人又喝了许多神仙酒，越发神清气爽。江疏雨和百里奚继续进入副本，但是没有时间俘虏的陆金安等人，只能选择去其他副本度过这段冷却时间。吃瓜少女百里奚这次长了记性，提前弄了个储物袋，里面放了许多小吃和烤土豆。江疏雨想问为什么你一直在吃，但不敢问。这问题就跟问女生你这么胖多少斤了？一个杀伤力级别。因为方才牵过手，二人之间心照不宣地拉近了不少距离。百里奚心无旁骛地和江疏雨说自己在各地的见闻，而江疏雨则一心二用，一边处理妖兽，一边专心听他的话。不过第3次打亚洲级副本，江疏雨根本不需要耗费多少心神，直接使唤傀儡和魔法师们上就好了。魔窟，奇怪，我派出去那么多，为什么都死了？魔头愤怒无比，凝神想要窥探修罗之地里面的事情。毕竟他不相信有人能瞬间解决掉上百只魔狼，还宰了他的狼将，除非有什么古怪。可恶，竟然看不到！他发着脾气远离了魔窟的借口。刚才是魔王卓的气息吗？感觉好像是。听闻最近魔窟借口由他来守卫，不过这家伙非常好战，估计会在修罗之地里搞事情。此时有人组赶了过来。哎呀，别想了，他又不是第一次来借口。行吧，幸好我们已经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上报了，希望上面会有对策。这些人全是高阶修士，且都在 LV50以上。刚才墨龙营地被围攻的事情，他们都已经知道了。为了保护人族的年轻修士，他们自然要采取一些对策。秘境，李靖除了平日需要维护塔的时候会出去，其他时候基本都赖在南辰星这里。怎么样？情况如何？快告诉我！南辰星像连珠炮弹似的，一连发问。李靖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慵懒地抬了抬眼皮子，意有所指。哦，是我不对。南辰星立马会意，赶紧给他倒茶。来，您请。然后乐呵呵地笑着，双手紧张地捏在一起。南辰星乐呵呵地笑着，双手紧张地捏在一起，等待李靖的下文。还行。镇魔塔跟我说江疏雨什么事都没有，还宰了不少狼崽子，现在已经白文5花了。什么？我没听错吧？这才2天啊！
小苗苗这么可怕的吗？可不可怕，你不是最清楚吗？这可是你自己亲自挑的。李靖颇有深意的笑道：魔窟最近不是安排了魔王卓来镇守街口吗？不出我们所料，他果然搞事情了，派出了不少嗜血魔狼到修罗之地。说到这里，他嗤笑一声，好巧不巧，刚好遇到了你家小苗苗，他还顺便解决了一个狼将。南辰星完全听傻了眼，狼将虽然段位不高，但是手底下的狼崽子多啊，要是其他修士遇到了，只会觉得棘手无比。那个狼将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竟然朝着江疏雨冲了过去，结果就被他的技能逮住了。你想想看，小苗苗手底下有这么多召唤生灵，那画面啧。李靖不禁摇头感慨，随后他的眼睛依旧异彩连连。等等，他们俩居然在一块儿。南辰星有些狐疑，你在说什么玩意儿？我怎么听不懂？百里的克星跟着小苗苗呢？南辰星立马悟了，本来百里让那小丫头出去历练，好增长实力，但如果跟江疏雨在一块，不就意味着全程只要看戏就好？厉害啊！老千要是知道了，非得蹦跶到老高。二人默契的相视而笑。对了，那个修士大会你准备的如何？南辰星突然想起另一件事，早就准备的差不多了，你就等着吧，过2天应该就能知道消息。李靖一边喝茶一边轻飘飘的开口。南辰星摸着下巴，真是期待呢。击杀 LV40 墨龙镇边将军，经验加20000000，获得黄级墨龙镶玉刃，亚洲黄级墨龙铠甲，亚洲黄级墨龙项链，亚洲龙核星号5。江疏雨留下了剑刃，把另外2个装备全都给了百里奚。哇，你这叫 LV29了呀，这速度跟飞一样。百里奚看的那叫一个津津有味，从天而降的光柱让他越发觉得江疏雨可怕。估计没过多久，江疏雨就能到 LV36 敲响神道峰的大门。不行吗？升级快点才能带你飞啊！江疏雨说话之时，重新给二人换了一条新的6段甲。没想到你居然还记得。百里奚咬着唇，脸红的快要掐出水来。怎么又要穿6段甲呀？那么惜命？江疏雨摇摇头，当然惜命，我出去已经遇到2次攻击了。他此处说的当然是百里奚这个脆皮杀手，一旦出副本，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最容易被一击必杀。他却可以转移伤害。不过这一次副本入口前风平浪静，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甚至因为此地人多，还有人摆起了摊买东西。江疏雨差点就被这样的喧嚣给吵麻了。哎呀，你看嘛，没有事情，不过你这样也很好，小心驶得万年船嘛。继续保持欧疏雨。说着，百里奚把玩着手里的苦物，怎么不收起来？有这么好看吗？江疏雨不理解他的操作，却换回来了一个白眼。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笨死了，苦物没什么特别的，这是某人送的。笨蛋。不。江疏雨递给他一个木盒子，这不是我上次给你准备的吗？你怎么还没有吃完？我吃的比较少。哼，你的意思就是我吃的比较多了？以后你有什么吃的都给我留着，看我不吃穷你。好，能吃穷我算我输。当然，后半句话他没有说出来。二人有说有笑的，看得不少人眼热不已。少女娇嫩欲滴，少年一世独立，本该般配，但也有不少人喜欢插科打诨，非要上来掺和一脚。不是邀请百里奚，就是邀请江疏雨。这些上前来触眉头的人，不包括之前见识过江疏雨实力的人，一个个都怕惹了这位煞星。魔狼成片杀，狼将砍成渣，那可是 LV43的存在啊，太恐怖了。突然，浊气被散开，一个庞大的身影闯入了众人的视线。神灵虚影，九湖大陆的神符师来了。又一个传说修士出现在此处，靠近副本入口后，神灵虚影的手上放下了10几个人，每个人都是全套黄级武装，身上的气息浑厚沉稳。哟，这是准备打亚洲级了？看来是固定队伍啊。13人，2个体修，2个剑客，3个刀客，3个远程输出魔法师，3个法修，配1位神符师。可惜不能见到有人一个人打通亚洲级副本，不然还能得到一个称号。众人的八卦之心熊熊燃起，围住那个人。什么称号啊？快说，快说，别卖关子了。有什么作用吗？然而却只听到那个人说了一句：我又没有打通关过，怎么知道？就算是真的，你们见过有谁能一个人打完亚洲级副本吗？切，搞了半天，原来那人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百里奚耳朵比较尖，立马看向了江疏雨。他敢肯定，江疏雨现在已经拿到了那个称号。那个称号叫什么啊？江疏雨没想到他脑子的弯转的这么快，老父亲般笑着摸他的头。龙之猎手。果然，百里奚佩服自己的聪明绝顶，抱住他的胳膊，快给我说说有什么加成没有？全属性加成500，还能减少技能1半的消耗。哇，这也太厉害了吧！百里奚惊讶地捂住了自己的小嘴。我也觉得很厉害。自从有了这个称号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的精神力特别够用，就算打那个镇边将军都轻松了许多。神符师听到了百里奚的娇呼声，瞬间被吸引住了，视线挪了过去。好漂亮的女孩子！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艳，似乎想把那般娇俏的少女拥入怀中。不对，怎么感觉有点眼熟呢？他的视线向旁边移了过去。怎么会是这个臭小子？难怪我说这么眼熟。神符师心中气结，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当初蛇人族副本的事情，不仅让他的神灵受了不小的伤，还让他因任务失败受到了惩罚。他将拧着的眉头舒展开，换上了一张人畜无害的笑脸。我们去那边。他跟身边的九湖大陆修士一同走上前去。江疏雨和百里奚立马就感觉到了不对劲，都轻轻蹙着眉头。
但伸手不打笑脸人，两人很快将表情调整了过来。当然，江疏宇一向认为防人之心不可无，九湖大陆和玄武大陆一向看不惯对方，还是小心为上。看到几个亡灵傀儡出现在二人身边，神符师的眉心跳了跳。要是此时他们再靠近的话，没准这些傀儡就会动手。就算他们武装优良，但如果现在就损耗战力的话，显然不划算。他深深地看了一眼江疏宇，这么一看，心头却暗道不好。这小子这么快就和我到了10级以内的差距了吗？他分明记得上一次这个小子才不过 LV23罢了，就能将自己的神灵虚影打散2个。神符师远远地站着，右手握拳按在自己的胸口。九湖大陆白右旗 LV36神符师。江疏宇这边看到对方乖乖停下脚步，还客客气气地自报家门，那他也不好直接踩人家的脸，毕竟此处是人族的要塞。玄武大陆江疏宇 LV29鬼修。噗嗤，连 LV30就不到还敢出来闯荡，玄武大陆的人真是骄傲得很呢。神符师身后的那些人都小声讥笑起来，但在场之人有哪个不是修士？就算精神力再低都听得见。但此刻白右旗显然没那么多心思去管这些。果然，这人究竟是怎么升级的？太快了！这次见面进步都那么大，谁知道再过半年自己还能不能收拾对方？而且此人的召唤生灵给我的感觉深不可测。白右旗这次是为了带人打下亚洲级副本的。等等，既然我们能打亚洲级副本，那是不是就说明他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借刀杀人？毕竟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他不相信江疏宇会愿意放过这个机会。此时听到对面嘲讽的玄武大陆修士几乎全都站了起来，朝着江疏宇二人靠拢。回过神来的白右旗惊觉，此时并非动手的好时机。眼下玄武大陆的人数至少有上百个，而他们这边的人并不多，想要在此时动手风险非常大。可是如果让他看着到手的机会眼睁睁溜掉，也不太可能。旁边有人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想法，走上前去。白师兄，此事并非动手良机，就算他们能打亚洲级副本又怎么样？在此处的玄武大陆修士实在是太多了，他们根本打不过。白右旗如醍醐灌顶，幡然醒悟，他放弃了脑海中的想法，深深地看了江疏宇一眼。希望我二人能在修士大会中相逢，到时候还请好好指教，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眼下他们这边的人马一点气势都没有，但是不说点话才真正的落入了下风。说完之后他就转身离开了，并没有做出其他多余的举动。哎，他们走了？怎么不打了？老子的剑还在蠢蠢欲动呢。笨呐，我们这边人这么多，和我们对在一起，那岂不是找死啊？哦，是这样啊，看来他们还不算白痴嘛。此地人太多了，几乎有各个大陆的修士，要是动手会造成非常不良的影响。当然了，如果他们的层次已经达到了星尊那种程度，说杀也就杀了，也不会有人说什么。毕竟星尊曾经还闯到清代大陆大开杀戒，直到现在清代大陆的修士看到星尊都恐慌不已。九湖大陆的修士进入了副本后，玄武大陆的修士都松了一口气，重新坐在地上有说有笑。江疏宇回头朝着周围的人抱拳谢过，也坐下来休整。刚刚那个白右旗笑意不达眼底，就算是个孩子应该都能感觉到那浓浓的恶意。江疏宇知道自己和对方的战争迟早有一天会爆发，因为对方对玄武大陆的敌意太过强烈，必然想斩杀自己这个异军突起的角色。百里奚烤着土豆，一边感慨，时间过得真快，竟然就要到修士大会了。每隔5年，整个苍穹域的修士都会进行一次会晤，也是各个大陆宣示自己实力的一个机会。就连凡修也有机会可以上场与人进行比试，而这一次会晤就安排在玄武大陆。疏宇，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参加吧。百里奚眨着眼睛，睫毛颤抖的幅度在江疏宇的心中荡起了一片涟漪。可以是可以，但我记得如果要参加小组赛的话，需要5个人，那我们就再找3个人嘛。反正有你在，需要担心吗？江疏宇笑而不语，帮他给土豆翻面。百里奚还不忘提醒他，你到时候可千万别忘记参加个人赛啊，若是拔得头筹，奖励可是非常丰厚的。知道了，快吃。江疏宇把手中一块已经凉下来的土豆沾了点辣椒面，塞到了他的手中。副本入口的涡流缓慢旋转着，在两人说话的期间，已经有不少队伍进去了。轰！一个卷轴的虚影突然从空中显现出来，将其周身的浊气全部弹开。边关法旨！有位修士惊呼一声，难道是魔窟发难了？所有的玄武修士都站了起来，连带着不知情的江疏宇都被百里奚拽了起来，严阵以待。所有玄武修士回到阵营，立刻！一道威严的声音从中传出后，法旨虚影消散于空中，几乎所有人都二话不说，立刻触发传送符，消失在了原地。即便是在副本中的修士，也同样收到了边关法旨的命令，即便是在打 BOSS， 也立马放弃了奖励。1分钟不到，副本内外再无一个玄武修士。我的天啊！难怪都说玄武大陆的人最团结，今日一见，果真如此。这离开的效率也太可怕了。哼，真是没骨气，让回去就回去吗？话音刚落，又有好几个法旨哥出现，召唤他们回到阵营。可尴尬的声音一闪而逝，最后那些叛逆的反骨仔们还是选择离开了此地。不过整个修罗之地里被通知的修士不包含亚洲级副本，空间的限制注定了法旨不可闯入。阵营不少人回来后面色都比较凝重，边关法旨一般不会出现，一旦出现必定是大事。江师弟，百里师妹，我们在这里。陆金安爽朗地笑着朝二人挥手。百里奚拉着江疏宇跑了过去，小脸难得写满严肃。见过各位师兄师姐，请问发生何事了？
莫，那边，百里奚和江疏雨同时扭头朝那个方向看去。定摩斯男停了下来，指着一片虚空。从江疏雨见到定摩斯男的第一眼，他就一直在缓慢旋转，可现在却停止了。是魔窟发起攻击了吗？对，没错，定摩斯男指的方向就是魔窟。如果魔族没有发起攻击，他也不会召唤我们回来。陆金安给2个新兵蛋子解释起来。江疏雨听傻了眼，这个用来监测魔族动向的司南，竟然可以发出边关法旨，这是有人在操控，还是司南中有气灵？哈哈，我就知道你也会惊讶的。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也是你这个模样，而且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一个秘密，镇魔司南是每场大型战役的指挥使，就连许多大能都要听他的安排。几分钟过后，所有人都赶了回来，一道结界也笼罩在了整个阵营周围。随后，一道空气波动散开，所有隔绝玉佩或者隐匿气息的宝物瞬间失去了作用。LV36以下的修士到城墙之上，不得出城。话音刚落，众人衣袖上的军衔标志绽放光芒，将符合条件的人全都传送到了城墙之上。江疏雨看得津津有味，没想到军衔有短距离传送效果，所有修士自由组队。江疏雨明白，镇魔司南是在保护他们这些级别不够的，只要达到了 LV36，不缺黄级武装，再加上找到合适的小队，基本上可以存活下来。江疏雨和百里奚本来就站在一起，意念一动，2人就成了队友。很快，除了 LV36以下的近距离输出修士，几乎所有人都找到了各自的归属。大多数人都是5、7或14人一队，大家经常一起组队打副本，此时当然会选择最熟悉的战友。不过也有少部分独狼依旧选择自己一个人。在战役之中，有法修后援，可谓帮助不少，不会有那么多人头脑不清醒，偏要独自一人。孤傲的秦初征不愿意和任何人组队，一个人乘着凤凰飞到了高空。LV46的他是眼下级别最高的修士，怎么不见平日里那些 LV50的2阶修士？江疏雨疑惑地看向百里奚，只见百里奚也皱起了眉头。是啊，怎么回事？江疏雨才一拍脑门，想起这丫头跟自己一样是个新兵蛋子。定魔司南的底座石台之上突然显现出一个人影。LV72战场元帅，传说裴明安。天哪，是庐山雾的裴家后人？你怎么知道？这你都不知道？庐山雾的裴家有血脉传承，专出战场元帅，他们天生就适合在沙场之中。这个修炼之道从没有外人可以觉醒，有这种传说血脉传承的家族，可以说是上天的宠儿。诸位，听我军令，集结军队，玄武铁骑。他的声音穿透力极强，众人都听见了，还不需要他们做任何动作，衣袖旁的白纹上就多了一个玄字。玄武铁骑军队集结完毕，技能不会误伤，所有人积分归整于本帅之处，战后论功分配。本帅提前言明，不可畏首畏尾当逃兵，否则军法处置。说完，他手中的巨剑高举，一道金色的光芒从众人身上扫过。江疏雨顿时发现自己所有属性都被增强了一半，这竟然增强了一半，太可怕了！城墙之上还有不少修士都感慨起来，这种一次就能给许多人加增幅的技能简直无敌。哇，不止增幅，攻击居然还能回血，增加伤害抗性。预言家妹妹，你快给我加个增幅看看。哇，竟然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增幅，太厉害了！整个玄武铁骑的整体实力大幅度上升，至少比之前多了2成打胜仗的把握。可惜了，对我的傀儡和魔法师不管用。江疏雨心中暗道，不过他也知道贪心不足蛇吞象，现在他的召唤生灵在同级修士里已经算是最顶级的一批了。毕竟没有人可以一个人打完亚洲级副本。增幅完毕，无数光落下， LV36以上的近战输出全都被传送到了城墙之外，远距离输出和法修都被送到了城墙之上。在场的老兵们立刻站好自己的走位，准备迎敌。新兵蛋子们见了，纷纷效仿。结界在身后，近战修士们没有一丁点退路。没想到他们这边才准备完，一团更加浓郁的黑雾从浊气中闯出。和魔头交过手的江疏雨立马就感受到了，那些都是魔头的魔气。哒哒哒，无数头嗜血魔狼从黑雾中钻了出来，清一色都是猩红的眸子，不时还有狼笑声，让人听了心底生寒。随后，半空中有无数影子凝成了实质，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狼首人身。那些狼将几乎都在 LV43到 LV45。魔窟想要越过最前线，传送更高等级的魔物过来，简直痴心妄想都不要想。有许多人都没有见过这个场面，或者武器的手都在微微发抖，甚至出了冷汗。副本与魔物相比，孰更危险，一目了然。见状，裴明安神色凝重，又迅速地释放了另一个技能，顿时士气大作，每一个修士的攻击和防御又都提升了 50%。原本第一次上战场紧张的修士们，此时全都充满了自信，握紧了手中的武器。而就在这呼吸之间，魔物们已经兵临城下，只有1000米之距了。正巧，修士们士气大振，皆怒吼一声：“杀啊！”就冲了上去。天空之上的凤凰最先发出攻击，吐出了一大个火球，冲向了魔狼们。秦初征也丢出了技能，无数火雨从天而降，刚好克制这些魔物。LV46对上 LV37，自然是秦初征占据上风。不一会儿，成片的魔狼被炸死。狼将们当然没有错过这一幕，被人族拿了一血，他们心中愤恨无比，于是嘴巴就不干净了。哟，真俊的小妞，别待在人族了，跟我回魔窟吧。回到魔窟，让爷们好好招待你。几个狼将从魔气中飞出，朝着秦初征冲了过去。如此，战士们的最强战力被拖住，再没有了能够成片击杀魔狼的存在。而地面上的战争也随即展开，热闹无比。城墙之上的远程输出修士全部都丢出了技能，五光十色的技能朝着那一堆魔物丢去。
江疏雨也放出了85个鬼灵魔法师，让他们待在城墙之下。什么情况？我们被偷袭了吗？怎么全是鬼啊？吓死我了！你们冷静一点，人家都拿着法杖呢。鬼灵魔法师们出现的那一刻，瞬间惊呆了众人。但很快他们就放下心来，因为他们的技能全都是丢向魔狼的，攻击目标并不是玄武大陆修士。拥有4万4精神力的他们，就像拥有超强续航电池的手机一样，攻击就完事儿了，不用担心消耗。大惊小怪什么啊？幽冥系的魔物你们见过吗？好像是没有哈。那不就结了？魔物全都带有魔字呢，也不知道是哪位道友的召唤生灵，这数目也太恐怖了吧。闻言，有不少人都看向了江疏雨，他们都是见过江疏雨出手解决魔狼的，而且还不止这一堆魔法师。注意到这些视线后，江疏雨心中也明白，他想藏也没有办法藏，更何况他还没有藏私的想法。眼前的这些魔狼可都是积分呢。刷！于是众人眼睁睁看着，又有199个亡灵傀儡出现，加入了战斗。22000的属性比起大多数 LV36以上的修士来，只强不弱。众人看他们战斗，都忍不住咂舌。怎么这么厉害啊？是啊，厉害就罢了，关键数量还很多。这是人吗？都赶得上传说级了，不比传说级还要厉害。看来我们这一战赢定了呀！许多刚参加战争的人如同吃了定心丸，瞬间不觉得魔窟可怕了。江疏雨思量再三，还是释放出了影子纠缠。这下方圆4350米的魔物全都受到了影响，被自己的影子纠缠住。在这样的战场之上，分秒必争，更何况魔物们的速度在许多 LV36以上的修士眼里已经无限趋近于静止了。胜利就在眼前，此时不攻击更待何时？不知道是哪位大哥释放的技能，简直太强了，我愿称之为最强助攻。这下子我们要打这些魔狼，还不是轻轻松松？太厉害了！而在半空中的狼将们也没有好受多少，地面上的影子正可着劲把他们往下拽。虽然减速效果没有魔狼的明显，但也让秦初征得以松了好几口气。可恶的人族，本魔跟你们不共戴天！这道声音来自于踏入影子纠缠范围的黑雾。江疏雨感觉莫名其妙的，难道这黑雾也是魔窟魔头的分身？应该是了，不然干嘛如此羞恼？突然，一道紫色的火焰从其中喷发而出，将那些影子全都一步步蚕食灼烧殆尽。魔狼和狼将们都恢复了原本的速度。哈哈，你们人族的鬼把戏，本魔轻轻松松就破了。本魔倒要看看你们人族还有什么话。招还没有出口，战场之中又有无数道影子活灵活现的扭曲着。该死！影子纠缠再次降低了魔物们的速度，就连黑雾中的声音也拖长了尾音。于是紫色的火焰再次升腾而出，江疏雨就和黑雾中的神秘存在交起了手，双方你来我往，不亦乐乎。但是战场上的魔狼和狼将们就遭殃了，速度忽快忽慢，搞得他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如此一来，玄武修士们轻松了许多。好机会！小爷我在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在魔物这么爽。咚！突然，一个狼将从天而落，溅起不少尘土。凤凰的攻击越发狠厉起来。秦初征一人对敌10几个狼将，丝毫不落下风。黑雾恼羞成怒，大喝一声：“人族，给我受死吧！”江疏雨丝毫不受影响，继续有一下没一下的放出影子纠缠。吼！一道声音响彻整个战场，众人的眼前一花，就见那紫色的诡异火焰将影子们烧得彻彻底底之后，还环绕在魔物的周围。这样一来，影子纠缠就没法再使用了。整个战场又恢复到了一开始的情况。城墙上的技能一波接着一波，本来才成片杀死魔的地方，转瞬就被魔物们填满。狼将们也学聪明了，直接朝着结界闯了过来。一团团黑雾试图冲破结界，最终却无可奈何。他们立马调整了枪口，朝着战场之上实力较弱的那些人族冲去。啊！有一个女修突然尖叫起来：“大家快救救她啊！距离太远了，我的治疗术跟不上。”很快，不少听到声音的人的视线都移了过去，是一个狼将正卷着一个剑修飞离城墙，把他丢进了狼崽子之中。太远了，我们也够不着，怎么办？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他死吗？每个人都有心无力。嗡！突然一道光柱从天而降，那名剑修被传送回了城墙之上。是定摩斯南出手了，但他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能救人的，只能在恰好的时机尽量减少伤亡。刚才尖叫的女修二话不说，赶紧为他施加治疗术。呼，还好来得及。女修将额头上的虚汗尽数擦去。喂，你干什么？我才给你治好，你不要命了？那名剑修刚被救回来，就立刻站起身来，从城墙之上跳了下去，冲进了战场之中。女修看得担心不已，但她却只留下了2个字：没事。眼看着那位剑修如此舍生取义，还有战场之中不断出现的魔物，江疏雨做出了一个决定：元帅，我申请出城。城墙的凹槽之中，裴明安就站在上面，时时刻刻盯着战场的情况。听到这道声音后，他如雄鹰一般锐利的眸子看了过去。这个年轻人刚刚他就关注到了，不仅召唤生灵多，而且实力还很强横。城墙之上，不少人都看了过去，有些人心中了然他的实力，有些人则是疑惑不已。裴明安和他对视了几秒之后，终于开口了：准。百里奚小脸上都写满了担忧，拽着他的衣袖：你小心。他说不出劝阻的话，而且他也知道，就算说了，江疏雨也不会听。放心。临走前，江疏雨摸了一下他的头发，温柔的开口。他也学着那名剑修，直接翻身而下。最近的亡灵傀儡从半空中接住了他。不清楚内幕的人窃窃私语起来：什么情况啊？这他和我们差不多，不怕死吗？
人家怕什么？实力强着呢。刚才的那些影子都是他放的。是啊，瞧见那些傀儡和魔法师没？都是他的。原来是这样啊。可是他一个召唤师怎么能上去呢？不需要吧？你说的这话也有道理，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看我也不知道，反正元帅同意了。陆金安扭头一看，就见到了老熟人。师弟，你怎么出来了？师兄好好打，我出来清场。出了结界之后，狼将们立马察觉到了他身上另一名狼将铃芽的怨气，无论是针对其他修士的，还是指挥魔狼，甚至包围秦出征的，瞬间都看向了他。还有许多魔狼也受了命令，朝着江疏雨这边杀来。似乎这一刻，战场上的必杀之人变成了江疏雨。看到不少魔狼和狼将扑了过来，陆金安立马就站在了师弟的身前。师弟小心！江疏雨却毫不慌乱，给陆金安和自己穿上6段甲之后，唇角不自觉地扬起。不错，正合我意。此时城墙底下早就堆了不少魔狼的尸骸，江疏雨愉快地选中了距离最近的一个尸骸，枯骨烂渣。嘣！嗷呜！疼痛袭上了魔狼们，而有的魔狼甚至连哀嚎声都没有发出来，就被炸得瘫在地上，没了呼吸。狼将们也被这一波冲击给炸了出去，倒退出好远。在倒飞的这一路上，江疏雨根本没有放过他们的意思，他们接连受伤，被爆炸波及。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发生。砰！狼将们纷纷落地。等修士们回过神来之时，已经有不少狼将凉透了，而还有呼吸的也不好受，再次经历了一波枯骨烂渣的滋味。救！江疏雨不断在战场之中游走，一次又一次施展技能，带走一波波魔狼和狼将。偶尔有漏网之鱼，跟在他身边的亡灵傀儡也会上去补刀。原本战况紧张的氛围突然凝固下来，几乎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武器和技能，不自觉地向他看过去。他好厉害啊，一个人似乎抵得上上千个我们了。应该说，我们已经找不到机会出手了才对吧？太变态了，好羡慕啊！听到周围这些话语的百里奚忍不住弯起了眸子。江疏雨被夸，他心中跟吃了蜜一样甜。遥遥看着战场之中的那尊杀神，他心中的仰慕似乎已经不能再抑制了。很快，整个战场已经没有任何一个魔物了，只有人族的身影。江疏雨定定地站在战场中央，亡灵傀儡们全都环绕着他。天空之上的秦出征拧着眉毛，看着这个自己厌恶的人，但在那纠结之下，厌恶之感也少了几分。不行，还是有点排斥这个人。黑雾疯狂地扭曲着，似乎想要过来，但是根本无法穿透那道屏障。他疯狂地嘶吼起来：“是你，原来是你！那些乖狗狗们都是你杀的！很好，人族玄武大陆鬼修江疏雨是吧？等你到了魔窟，本魔一定好好招待你。”江疏雨眉毛一挑，感觉这句话好熟悉啊，似乎之前在古战场那个魔头也说了一样的话。魔族都喜欢这样招待人吗？他缓步走上前去，并没有黑雾预想到的那种恐慌情绪，甚至愤恨。黑雾有些恼怒，眼前之人也太不给面子了，竟然不为所动，是看不起自己吗？那些魔器都是魔窟的魔王弄出来的传送通道，他不会想对付那边的东西吧？我猜有可能，但是那个级别根本不是我们所能对付的。哒哒哒，嘎吱嘎吱，傀儡们的脚步声和摩擦声响起，众人惊疑不定地看过去。他的召唤生灵拖着那些死掉的魔狼做什么？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我感觉就是你想的那样，因为我也是这样想的。100多个亡灵傀儡被江疏雨安排出去，将魔狼们朝着魔气之中丢去。砰砰砰！吼！黑雾几经溃散，又凝聚在一起。人族，你太猖狂了，你的死期很快就到了。江疏雨听着他的威胁，不为所动，反而叹息了一声。这点伤害果然伤不了他。对面的那个魔头实力深不可测，仅仅凭这些小喽啰，不过是给对方挠痒痒罢了。想要越级打破传送通道，他现在还是太嫩了。要是有人知道他现在的想法，一定会郁闷的吐血。LV29就可以上战场了，你还想做什么？突然，那一团浓浓的黑雾之中，一道火光出现。看见那团火光，江疏雨顿时警铃大作，连忙向后退去，而亡灵傀儡们也纷纷挡在他的身前。轰！火花根本不给他机会和时间缓冲，就朝着他的方向冲来。砰！这团火光似乎像个大石头，将所有的亡灵傀儡都撞开。江疏雨眼疾手快，赶紧给自己套了6段甲。在亡灵傀儡们都被撞飞之后，那一团火果然到了他的跟前。咔！黑色的铠甲裂开了。不仅如此，还把江疏雨撞飞了好远，并且有攀附在他身上灼烧的迹象。还没等着在魔窟之中高兴多久，就看见江疏雨撑着手从地上站了起来。对，伤害全部转移到了亡灵傀儡的身上。饶氏已经承受了9万多伤害的攻击，可剩下的攻击却还是让亡灵傀儡们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巨大伤害。他们的身上都出现了蜘蛛网般的细纹。江疏雨眼底的忌惮一闪而逝，再次给自己穿上了一套新的6段甲。城墙之上的百里奚担心极了，他是除了江疏雨之外最清楚6段甲的防御有多高的。疏雨，他喃喃开口，看着那个正在从容不迫向后退的身影，眼泪就要夺眶而出。抓在城墙边缘的小手越来越紧。咔！6段甲再次裂开，江疏雨又被弹飞了一段距离。终于，定摩斯男感应到了他的境况，立刻把他传送回城墙之上。不少差点担忧的吓哭的医修和治疗师们齐齐出手，往他的身上丢技能。那一团火花追踪技术极强，跟踪到了结界之外，不断的撞击着结界。嘎！司南微微调整了一个合适的角度，一道光芒冲天起，不少灵气进入了结界之中。结界的蓝色光芒逐渐凝聚在了一起，将那团火花撞了回去，甚至给冲散开来。
而那蓝色的光芒还没有消退的迹象，继续朝着远处的魔气冲去。啊！魔头似乎受了很重的伤，惨叫声传遍了整个战场，让众人心有余悸。江疏雨，你这个臭小子，给我等着！随着这道充满怒气的声音被浊气吞没，众人都松了一口气。不得不说，这场战役还真的结束的有些莫名其妙，感觉像是江疏雨以一人之力对抗了魔族大军。百里奚赶紧跑了过来，跪在他的身侧，摸着他的脸上下打量。疏雨，你怎么样了？现在好点了吗？躺在地上还不太好受的江疏雨微笑起来，看着他摇头轻声道：放心。他压根没有想到那个魔头竟然可以隔着传送通道攻击他，而且对方的实力简直太强了，就算隔着传送通道竟然也有如此威力，让他将近200个的亡灵傀儡全都受了重伤，甚至连6段甲也只能抵御1-2个呼吸的时间，太可怕了。这一次他明白了自己的夜郎自大，幸好有元帅给的加成，幸好有定魔司南出手，幸好他有6段甲，在不少治疗术和清晰术的帮助下，他终于缓过来了一些。都回芥子空间吧。战场之上还傻站着的亡灵傀儡跟鬼灵魔法师们都被他收了回来，结界逐渐消散，宣告着这场战役的结束。终于结束了，太好了！刚刚差点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江疏雨差点就没了。那孩子级别比我们低，实力却如此可怕，真是值得敬佩啊！修士们如释重负，都坐在了地上休息。几乎所有人都庆幸着这场战役结束之快，几乎不包括程颂恩这个表面大度的人。身为传说修士的他，本在前线带着队伍，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是前线之中最亮眼的存在。只是他的技能并非可以囊括到整个战场而已，所以才只杀了几个狼将。如果不是因为江疏雨，现在受到万众瞩目的人就是他了。他眼底的嫉妒凝成了水，尤其是看到百里奚在江疏雨身边摸他的脸时。美人一向爱英雄，如果不是江疏雨，那么被百里奚关心的人就是他了。什么魔王？我看是废物还差不多。他现在心中开始责怪起魔王卓来，竟然连江疏雨这样的小角色都杀不死。还有那个司南，为什么要救下那个讨厌鬼？索性他闭上了眼睛，不再去看眼前的一切。在其他人的眼里，他就是个正在休养恢复的修士罢了。分配积分，裴明安十分有穿透力的声音抵达了众人的耳边，修士们瞬间激动起来。哎，分配积分了，好期待啊！不过这次应该江道友获得的最多吧？别人的实力强，咱们羡慕都羡慕不来，还是先关注自己能得多少吧。而且咱们也算是被江道友给带飞的吧？这种不劳而获的感觉有点愧疚，但是好开心啊！也是，哈哈哈。肃静！战场顿时鸦雀无声。此次战役我们大获全胜，累计击杀嗜血魔狼1万只，狼将100个，获得积分总计2万，守护城池成功，获得积分2000，没有逃兵2000。此次参战人数1002人，所有人获得积分20，秦出征获得积分800，江疏雨获得积分4200。听起来很少，实则待遇丰厚。若是4个人组成小队，需要辛辛苦苦杀了80匹嗜血魔狼后，才可以获得20分。这场战役前后不过10几分钟而已，大家都没出什么力，显然是沾了江疏雨的光。秦出征一人力敌10几个魔将，最终斩杀3个，而且还杀死了不少的魔狼，众人都没有异议。至于江疏雨，他们更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不是他的影子纠缠，恐怕他们也没那么容易能杀掉那么多的魔狼。我不服，为什么我才只有20分，但江疏雨却有4000？明明我才是传说修士，他一个鬼修算什么东西？程颂恩的思绪纷杂，内心充满了怨恨，但他还算是个审时度势的人，如果把这些话说出来，一定会引起众怒。别说其他修士了，就连元帅估计也会大发雷霆，因为军令如山，谁都不可以更改，只要他开了口，他敢肯定自己马上就会被元帅按在原地打。众人衣袖上的标志亮了一瞬，积分都算入了军衔之中，不少人就差那么一点，所以便出现了许多人惊喜地看着花边上多出来的纹路。划水群众百里奚开心无比，直接躺赢升到了白纹2花，而江疏雨的变化更加明显。只见他衣袖上的花纹频频闪动，7个花纹，8个花纹，白色的彼岸花瞬间变成了象征士官的青色牡丹花。从此刻开始，任何白花的士兵见到他都得喊一声上风。至于要再攒够一个花纹，就需要1万分了。百里奚眨眨眼睛，调皮地看着他，上风好。恐怕整个苍穹域都没有如此年轻的青花士官，放眼看去，也只有他一个18岁。不少人现在都沉浸在了获得积分的喜悦之中。还有一件事要公布。裴明安看了一眼江疏雨，眼底划过一抹欣赏。因江疏雨是玄武大陆最年幼的青花士官，经上峰们决定要授予其称号玄武星火。话音刚落，一道光芒从司南中飞出，笼罩住了江疏雨。全属性加400，减少消耗20%，再笨都知道选龙之猎手啊。称号只能使用一个，江疏雨暗自摇摇头，觉得有些可惜。如果能够叠加的话，他倒是不介意有这么个东西辅助他。看到江疏雨一点反应都没有，甚至还有点小失望，裴明安的嘴角一抽，不受控制地问了一句自己后面想抽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羡慕。你已经有称号了，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江疏雨轻轻颔首，是的。原本还在讨论他现在获得新称号，纷纷羡慕的人都顿住了。江疏雨竟然还有称号，真不愧落得落死，旱的旱死。是什么？回元帅，是墨龙边关营地亚洲级的单人挑战称号龙之猎手。裴明安嘴角一抽，在众人看不见的角度翻了个白眼，他也想要，羡慕。整个战场如掀起了惊涛骇浪，所有人都哗然。
就连一向高傲的秦初征都不得不更新了自己对江疏雨的感官。我靠，真变态！原来龙之猎手的称号真的存在，不是传说啊！关键是江疏雨已经拿到了，这意味着啥？不少人回过神来，表情古怪。还能代表啥？就是一个人打了亚洲级副本啊！刚才看他一个人单挑整个战场的魔族，比这个消息还要让人震惊许多，但也没有那么大的反应了。可能天骄就是这样的，总会不断给人惊喜。此次战役结束，解散。一声令下，众人若鸟却散。只是离去之时，几乎所有人讨论的中心都是江疏雨。江疏雨，你跟我来一趟。江疏雨没拒绝，百里奚便跟着二人来到了一个宫殿，边关书阁，这里面有不少藏书，都十分珍贵。这一点百里奚十分清楚，思量再三，他还是选择了留在殿外等候。元帅，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江小友，请问你可否告知龙之猎手的来源和信息？大陆需要将这些记录下去，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就算了。江疏雨有些哑然，裴明安此刻更像是一个和蔼的中年长辈，哪还有什么元帅的气势？这个当然没问题，具体内容是全属性加500，所有技能消耗减少50%。死！裴明安猜到了这个称号的增幅比玄武星火还要厉害，但完全没有想到会差这么多。有珠玉在前，谁还会喜欢后面的榆木呢？感谢江小友告知。江疏雨眼疾手快，赶紧扶住了裴明安抱的拳。元帅太客气了，这是吾辈修士应该的。100年之后，也许我西去了，这些记载对后辈十分重要。被扶住的裴明安越发欣赏眼前的小修士了。既然如此，我们阵营也不能亏待你们。今后军营中的所有军用之地，你都可以使用。但元帅，请说，您这样晚辈受不起。江疏雨的眼中划过一抹异彩，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便去军用之地的，至少要亲闻3花。积分还是需要的，年轻人，你的积分不多，一定要省着用。多谢元帅。江疏雨赶紧行礼谢过，这才注意到裴明安和星尊一样，都是紫花。虽然只有3个花纹镶边，但是对于99%的修士来说，都是不可企及的存在。突然，边关书阁之外有不少嘈杂声。裴明安笑呵呵的，是那帮将士回来了。你有事先去忙吧。如此明显的感人，江疏雨也没什么跟这位前辈聊的，告辞离去。陆金安着急忙慌找了过来，江师弟，不知道你和其他人的，不好意思，忘记你才来边关。我有之前认识的道友跟我说，不止咱们玄武大陆的这个9号阵营受到了魔族骚扰，其他的阵营，甚至大陆阵营也是。9号阵营是距离魔窟最远的地方，可能比较少，但是1号、2号可能不太乐观，有不少高阶魔物在侵袭，所以现在还有不少等级高、实力强的修士们在守卫前方阵营，据说还有不少踏入3阶的修士。江疏雨疑惑不已，陆师兄，你来找我的目的是？嗨，我给你费了这么多口舌，就是想让你小心一点。那种级别的战役，岂是我们能掺和的？陆金安担忧地看着他，你今日的表现太过耀眼，没准魔窟那边会想尽一切办法下黑手。这种事情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知道了吗？噗嗤，知道了，陆师兄，你好啰嗦啊。这样会不会找不到媳妇？百里奚在旁边捂嘴笑道。陆金安闹得一个大脸红，倒是林百威还在旁边起哄，估计是找不到了。这么啰嗦的男人，谁喜欢啊？这话说完，陆金安突然眼睛朦胧，染上了委屈，但很快就隐藏了下去，神色落寞。你不喜欢吗？这回轮到大家笑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事情，也只有陆金安现在还那么迟缓。好了，不开玩笑了，我和疏雨会注意安全，不到处乱跑，被魔族逮到机会的。说完，百里奚好笑地看着江疏雨。对，师兄，西西说的没错，我会保护好他的。江疏雨赶紧点头。啧，看人家护短的劲，陆金安你学学。林百威打趣起来。江师弟还提醒了你师兄，也提醒了。那我们就先告辞，不打扰你们2人喽。林百威的黛眉轻挑，好笑地看着2人牵着的手。江疏雨脸部红心不跳，唯独耳根逐渐发红，语气平静地开口：多谢师兄关心，师兄师姐们告辞。哈哈，江师弟这么着急和百里师妹独处啊？哎呦，我们都成了多余的了，今日我吃饱了，我也饱了，哈哈哈。10几个师兄师姐说笑着离去。江疏雨心性沉稳，自然不是泛泛之辈，提醒点到为止即可。几人的背影刚消失在眼前，百里奚的玉简就热了起来。丫头，你在哪里啊？另一头，一道苍老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惶恐不安。哎呀，怎么转性子了？不是说我在做任务期间都不会找我的吗？百里奚调侃起来。丫头别闹，说正事呢。哦，我在修罗之地9号阵营，你就待在原地别动，我马上就过来。话音落下后就没了动静。江疏雨有些疑惑地看着百里奚，什么事情？我爷爷要过来。哦，原来是这事儿，那我陪你一起等。江疏雨完全没有避开的自觉，务必要把闪烁大殿灯泡的使命完成到底。百里奚还想着要不要劝他避避，但看着他牵着自己的手，突然又不想这么做了。过了几分钟后，传送阵就出现了一个人影，老年矍铄，气息浑厚，玄武长老服，紫纹五花，怎么又是一个将军？再仔细往上看那人的面庞，怎么有点眼熟？百里奚拉着江疏雨跑了过去，甜甜的喊了一声：爷爷，你想我了吗？爷爷，百里将军。一大串词汇在江疏雨的脑海之中成了形，他似乎知道眼前是谁了，是位与星尊齐名的大能百里千珏。难怪这丫头送自己卷轴的时候那么大方。百里千珏刚见到孙女的美好心情也就维持了不到3秒，瞬间阴沉了下来。江疏雨，他低喝一声：啊，百里前辈，您认识我？但百里千珏此刻根本没有想回答他的意思，阴沉着脸：把你的猪蹄子给我拿开。
江疏雨很优秀，他不可否认，但是自家小白菜被拱了，心里就很不爽。为什么孙女偏偏遇到了这个臭家伙？这臭小子以后搞不好跟南辰星一个德行，又臭又硬。什么？江疏雨一时没缓过神来，没太懂这位大能为什么突然对自己发这么大的脾气。百里奚倒是对江疏雨的呆板有了一定的了解，立马脚步向前一踩，就站在了江疏雨身前。做什么呢？当我不存在吗？爷爷，你想做什么？他嘟着嘴气鼓鼓的，看得百里千珏一阵心惊肉跳，赶紧调整了面上的表情，笑眯眯的弯下腰。西西，别生气嘛，爷爷就是跟这个小家伙开个玩笑而已，开个玩笑。百里奚扭过头去，不回应他。都怪这臭小子。百里千珏心中这个想法一闪而逝，又继续哄起孙女来。哎呀，西西，爷爷敢欺负他吗？要是欺负他，蓝晨星那家伙指不定把我的副本大战拆成什么样呢？百里奚眼圈红红的，立马抱起了胳膊。这还差不多。随后他跟川剧变脸似的笑得如盛夏暖风。爷爷，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江疏雨。疏雨，这是我爷爷。百里千珏依旧一看到江疏雨就摆起臭脸，冷哼一声。倒是江疏雨有些好笑，他已经明白了眼前之人是个孙女控了。正想要放开百里奚的手行礼，却被紧紧抓住，让他不得不三手行礼。爷爷好。叫谁爷爷呢？我没你这样的大孙子，你可别乱攀。看到江疏雨还不放开百里奚的手，他心中郁闷气结，可又没有别的办法。嗨嗨，百里奚留了个意味深长的眼神给百里千珏，吓得他赶紧把剩下的话都吞了回去。行了行了，不用这么客气。江疏雨无奈地看了百里奚一眼，一脸无辜。爷爷，你那么着急来找我，到底说了什么事情啊？百里奚赶紧转移了话题，不想让二人继续聊下去。百里千珏吹胡子瞪眼，你都不关心一下爷爷？嗨嗨，我也不知道老二怎么想的，竟然让你来修罗之地历练，这里多危险啊！百里奚狐疑地打量起他来，我怎么记得当时这个任务是你让二爷爷给我安排的呢？根本没有这回事。那个臭家伙趁我那段时间比较忙，竟然给你搞出这个幺蛾子，我还没找他算账呢。走，乖孙女，咱不管什么任务了，这里多危险啊！要是你出了事情怎么办？说着，百里千珏就要伸手拉住百里奚的手腕，却被轻巧地躲过了。哎呀，不用了，爷爷既然任务都接了，我总得完成不是？您不是一直教我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吗？百里千珏完全没有想到这丫头会拿出自己教育她的那一套出来教育自己，顿时也想不到有什么话可以说出来。放心吧，我在这里不会有危险的，疏雨的实力你又不是不知道，对吧？而且他都答应我了，要带我把亚洲级木偶龙套装集齐的，好不好吗？百里奚无所不用其极，拉着他的袖子撒起娇来。百里千珏根本没有办法治这个丫头，只能采用甩锅大法。江小子，你说句话，修罗之地这么危险，怎么能让西西在这里历练，对吧？他的眼神还暗示了一下江疏雨，却没想到这小子不接招。爷爷，不好意思，我听西西的。嘿，你这臭小子！说着，百里千珏就揽起了袖子。爷爷，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还在这里呢，你就敢欺负疏雨，是不是胡子不想要了？百里千珏眼皮狂跳，他可不想被拔光胡子，于是立马换上了一张笑脸。孙女啊，你看亚洲级副本这么难，要不爷爷再给你派一些人手过来陪你？哎呀，不用，爷爷，我都跟你说了，疏雨很厉害的，他可以带我打通关。百里千珏非常不赞同，江疏雨确实可以一个人打完荒芜雪原的困难级副本，但不代表他可以打完亚洲级别。西西，你不要任性，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突然，一把苦无就在他的眼前晃了起来。百里千珏不需要探测术，一眼就看出了这东西的来历。他的表情变得精彩起来。你们两个真的去打亚洲级副本了？当然了，人证物证据在，而且跟着疏雨打副本可轻松了，我只要在一旁吃东西就好了。百里千珏沉默了。以这小子变态的成长速度，确实有可能，孙女还不至于拿这种一戳就破的谎言来骗自己。他看向人畜无害的江疏雨的眼神突然和善下来，既能保护好孙女，而且实力足够，还比其他臭小子长得好看。诸如此类比较下来，江疏雨确实很优秀。等等，你怎么都亲吻了？他瞪大了眼睛，按照他的估计，江疏雨这臭小子应该才来修罗之地没有几天吧？怎么积分攒得这么快？哎，爷爷，您老人家也算是一个大人物了，怎么还这样跟没见过世面似的？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百里奚忍不住扶起了额头，听得百里千珏眉心一跳。丫头，你是在拿爷爷开涮吗？纵观整个苍穹域，还没有不到 LV30就有这个军衔的修士吧？好像也是啊。人家都说了，疏雨很厉害的，这下相信了吧？是了，相信。百里千珏放弃和孙女讨论这个自找不快的话题，神色严肃地看向了江疏雨。小子，照顾好西西，别让他有什么危险，否则老头子我一定找你算账。还有，早点回来参加修士大会。见他还要唠叨，百里奚拽着江疏雨就要溜。知道了，爷爷，别啰嗦了，我们先走了。江疏雨也在仓促间回过头来，爷爷再见。周围人来人往，但没有一个人能看到还傻站在原地的百里千珏，因为他使用了大能才有的手段，否则就他的军衔，估计有不少人赶过来。不行，还是得调查调查这个小家伙。他思量再三，朝着阵营中心走去。军营休养大阵、军营道场、军营传送阵和军营积分兑换点等等，都需要达到青文三花才可以使用。但一般情况下，几乎大部分 LV50以下的修士都没有资格，或者说对应的军衔。但不管哪一个军营之地，想要使用的话，需要消耗的积分太多。就如休养大阵，待1个小时而已，青文就要200积分，绿文100，
洪文50，子文0。当然了，效果与其价值成正比，和玄武圣地中的相比，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就这样，一队玉人直接选择去了军营积分兑换点。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武装，几乎都是各种辅助物品，甚至连凝神果都有，售价200积分1枚。而在玄武圣地之中，那位师姐只收了他500贡献值，简直善良的不能再善良了。看了许多东西之后，江疏雨最终还是选中了顺义符箓。这个东西是亚洲级副本专用的，不论在什么状态，只要使用，立马就可以传送出副本。200积分一个，花起来还是有点肉痛，但还是买了2个。再次就是边关独有的紫药，红蓝药的结合，可以瞬间恢复500血条和500精神力 ，CD 还只有1分钟，100积分一瓶。他计算了一番，买了15个，10个留着，5个给西西。毕竟他不想掉段，呸，掉军衔，所以得省着一点花。两人又逛了一圈，实在找不到什么可以买的东西后，便准备转身离开。西西，一道冷冽如空泉的声音响起，江疏雨看了过去。出征姐姐。百里奚说着这话的时候，莫名有些发虚，握住江疏雨的小手渐渐紧了起来。此刻的秦出征没有了高高在上的傲然，倒像是邻家姐姐。她拖着下巴，有些惊疑的上下打量二人，语不惊人死不休。西西，这就是你给自己选的道侣。听到这话，百里奚纵是在活泼外向都受不了调侃。虽然事实就是这样，但他和江疏雨二人都还没有开诚布公的说过呢，总不能先丢了主动权。他羞红了脸，哎呀，出征姐姐胡说什么呢？跺了一下脚，他松开了牵着江疏雨的手，走上前去，亲昵地挽住了秦出征的胳膊。江疏雨收回了手指，放在掌心，保留着百里奚离去的温度。我们八字都还没一撇呢。玄武城的秦家自然会让千金去玄武圣地，所以二人相识很正常。秦出征哪里不了解这个丫头？他深深看了一眼江疏雨，虽然他身上的气息是自己厌恶的，但不代表自己会否认他人的实力。你别欺负西西，不然就算我打不过你，也会找你算账。江疏雨浅笑，这算是又有一个人变相认可他了吗？放心吧，出征姐。咯，银铃般的笑声响起，姐姐不要担心了，他对我超级好的哦。那就好。秦出征点头，将百里奚的胳膊放开，还给了江疏雨。他继续逛了起来，留下百里奚和江疏雨面面相觑。最终，百里奚做出了决定，小心翼翼地掩着嘴巴开口，声音细若蚊鸣：“出征姐姐，我们先走了哈。”再平静的江疏雨嘴角都不禁扬了起来，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丫头的这一面。谁料秦出征竟然听见了。慢着！他转过身，手里拿着2个阵盘，塞给了百里奚其中一个。这是子母阵盘中的子阵盘，到时候我若是找到修罗王了，你们二人过来帮我。百里奚眨着眼睛看向了江疏雨，他明白秦出征是看中了江疏雨的实力，所以这事儿还真得由他决定。出征姐，修罗王 LV45，我现在才 LV29。过度的谦虚就不是谦虚，而是骄傲了。秦出征打断了他的话语，仿佛能看穿他的灵魂。而且我找修罗王也需要一段时间，说不定到时候你已经 LV36了。以你猎杀魔物的速度，我说的应该没错吧？江疏雨没有否认。不仅如此，你能一个人打完亚洲级副本，说明你有这个实力。再者，苍穹石我只要1枚，到时候不论掉落3枚还是8枚，其他的都给你。百里奚有点疑惑，出征姐姐，你是不是已经找到过修罗王了？秦出征没有隐瞒，对，但是我一个人打不过，所以眼睁睁看着他消失了。再者，我信不过别人。闻言，两人立马明白过来。秦出征愿意邀请江疏雨，纯粹是因为相信百里奚。如此丰厚的条件，还需要考虑吗？当然是答应了。是夜，江疏雨没有放过修炼的机会，跑到道场直接待了半宿，将为数不多的积分花去了一大半。也就是这一夜，他的芥子空间290个空位终于满员，亡灵傀儡凑齐了200整数，而其他技能也在这一夜不断被磨练长进着。百里奚则是本着游山玩水的原则，找了个客栈，好好的睡了一夜。翌日，二人精神焕发，又朝着墨龙边关营地副本走去。副本入口前再度热闹起来。突然，浊气散开，2个戴着灵气口罩的玉人走了过来。玄武圣地之人见了，几乎全体起立，看着二人走来，都点头打招呼。不清楚昨日玄武阵营发生何事的其他大陆修士都一头雾水。难道这年头可以凭长相获得尊重了吗？哟，那小姑娘还挺好看，拐回去当媳妇不错。九湖大陆那边有人嘴贱了那么一句。玄武修士接皱眉看了过去，而他身边有人认识江疏雨，赶紧拉住他：“你要死啊！别乱招惹人，那可是煞星，没有眼色就不要乱说话。你想拖累我们大陆吗？你们都在说什么东西啊？我不就说了一句那女修吗？”旁边的朱雀阵营讥笑起来，没看二人牵着手吗？而且那男修可不简单，至少宰你跟切菜似的，没眼力见的玩意儿，光看他想撬墙角人品就不咋地。呸！那人不敢说话了。谁敢啊？被这么多人呛，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男修不是一般人。百里奚只注意到了众人凝视江疏雨，眼唇轻笑道：“疏雨，大家全都在看你哎。”江疏雨笑笑，摸了下他的头，没说话。拿到龙之猎手称号，18岁少年 LV29，一人清理战场，还站到亲文士官的位置。这3条随便拎出一个，都足以说明江疏雨此人前途不可限量，至少能够登顶新尊如今的地位。就算是再有傲气的人都不得不服，他的实力实在太强了。江疏雨宠辱不惊，带着百里奚进入了副本。百里奚从容不迫地拿出自己准备好的收纳袋，取出小吃品尝起来，津津有味的。打到一半，江疏雨便欣赏起他来：“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真美。”袋。
什么时候如此油嘴滑舌了？这不是油嘴滑舌，是心里话。百里奚眼眸一转，那我和出征姐姐谁更美？这个问题显而易见，还用问吗？江疏雨笑着，我们家西西。谁是你们家的了？百里奚猛地背过脸，可他的脸红瞒不过江疏雨，这就害羞了。话说修罗王的事情，出征姐姐可以信任。百里奚差点跳脚，赶紧转移了话题。从小我们就玩在一块儿，出征姐姐是我们一帮熊孩子的大姐大，没有人不敢不服。出征姐姐不仅是传说修士，据说还觉醒了天赋，但是具体的我就不清了。我们百里家和秦家是世交，都是有血脉传承的，但都是罕见。出征姐姐不可谓这一代的希望。那这样，百里家按道理都是召唤师，你为何不是？江疏雨立马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关于百里千绝的讯息，有些好奇百里奚的修炼之道。我这不是特例吗？我自己又怎么会知道？二人一路上都在畅聊，百里奚也第一次了解了江疏雨的生活环境，似乎跟自己这般可以任性的环境不一样。但他和他姐姐都很厉害。再次以攻克副本之后，又出现了苦物。疏雨，这个苦物给我好不好啊？江疏雨不理解他的做法，你不是已经有一个了吗？哎呀，人家想要吗？清纯的面容，软糯的话语，暴击 KO。 好，你要就给你吧。江疏雨再也不问缘由，反正这丫头想说的时候肯定会告诉自己。这一次同样很轻松，江疏雨轻车熟路的为二人套上了6段甲，就离开了副本。滚开！一只大手突然袭来，想把江疏雨推开，然而6段甲的黑芒一闪，他站在原地依旧纹丝不动。江疏雨不禁头疼无比，怎么每一次出副本都有这么多事情？他的生活就不能平静自在一点吗？算了，在修罗之地要什么平静？二人的视线逐渐清晰，眼前的阵仗好不华丽。一条长长的红毯铺到了副本入口前，红毯尽头是一个豪华的烟罗帐轿子，坐骑是2个虎掌金色的白虎。赤金虎指出没在白虎大陆，而且十分凶猛，根本不好驯服，所以来人必然是白虎修士，地位还非常高。而在那个轿子前方，还有一队人马都骑着赤金虎，神色倨傲。但这么大的阵仗，是出席电影节还是走秀呢？江疏雨心中无力吐槽，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奇葩，来战场都要这样锣鼓喧天，仪式感还挺重。大手再次袭来，想要把江疏雨赶走，却无济于事。他的丝毫不动让大手的主人感到恼怒，推不开江疏雨，便把目标转移到了百里奚身上。什么卑贱玩意儿，赶紧滚开！脏了我们殿下的红毯，看着碍眼。那人说出如此不客气的话，江疏雨哪怕脾气再好，都想把他扇飞。唰，一个亡灵傀儡瞬间出现，剑刃一挥就朝着那人袭去。真没礼貌！那人身法还算灵巧，一个转身就躲了过去，剑锋砸在了地上，被铺着的红地毯瞬间被打破。但亡灵傀儡继续执行着他的任务，继续砍。傀儡的速度和攻击之快，让那人的脸色越变越黑，而他不断在地上翻滚躲避，位置也从副本入口滚到了赤金虎队伍前。赤金虎虎背上的所有修士都拿出了武器，气势升腾，都对准了江疏雨。不料情势反转，更浓烈的气势和威压笼罩在了他们的身上。所有玄武大陆的修士都站了起来，蹙眉盯着他们，似乎只要他们敢发动攻击，玄武修士就会一拥而上解决他们。玄武大陆的团结是出了名的，可不是别人能够轻轻松松破坏的。来人是白虎大陆的人，看样子有点像白虎殿。百里奚附在江疏雨耳边解释起来：“我知道的，傻丫头。”江疏雨浅笑起来，这丫头也太小瞧自己了吧。白虎大陆最强横的势力不是白虎圣地，而是白虎殿。他们独自创建的这股势力，就连白虎大陆的大能都管不住，因为白虎殿的大能数目也十分可怕，甚至有压他们一头的趋势。住手！一声轻飘飘的声音打散了赤金虎队伍的煞气。是，殿下。轿子的烟罗帐被掀开，一个身穿红纱衣的男子走了出来。他生了一张如女子般娇艳的脸，额脸由赤金打造，衬得他更美了。但他的胸肌都袒露在外，阳刚和阴柔之气在他身上毫不冲突地融合在了一起。天哪！他身上的黄级装备都是手工打造的，而且似乎是套装。百里奚见多识广，但看到这一幕还是忍不住吃惊。这个套装整体加成下来，绝对是最顶尖的那一批，和其他大陆的修士要友善相处，知道吗？男子轻飘飘的语气落在别人眼里，却像是在嘲讽，因为他骨子里对众人的蔑视是掩盖不住的。是，殿下，知道就好，退开。赤金虎队伍朝着两边走去，让出了一条路。承载着轿子的2只玄金虎立马会意，走上前去。到了江疏雨二人附近，才堪堪停下。他踩着临时打造的阶梯走下，到了二人身前，浅笑嫣然：“实在不好意思，我的属下不懂礼数，没有教好，冒犯了二位，还请二位见谅。”男子笑着，语气却好像在说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江疏雨回以他同样的笑容：“没关系，你和善，我更和善。如果不是平日里嚣张跋扈，怎么他刚出副本就会遇到这摊子烂事 ？LV37真火圣子，白虎殿荆州。”对方上来就自报家门，语气中还有不少自得与炫耀的意思。真火圣子是什么玩意儿？这个修炼之道没听说过啊。这个我知道，他们白虎殿比较玄乎，是靠祭祀来觉醒修炼之道的，所以有一些特殊的修炼之道就说是上天赐予的。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而且还是传说的，看着就是会玩火的，应该也没啥稀奇的。见识过江疏雨都可怕实力后，就算是传说修士，玄武大陆的人都能给你找理由兑回来。江疏雨见对方一直饶有意味地注视着自己，便淡然开口：“LV29鬼修，玄武大陆江疏雨。”
得到了答案之后，荆州的眼底划过一抹轻蔑，笑着转移了视线。这位美丽的姑娘，请问我可否有荣幸邀请你和我一起打副本？百里奚本来还以为这么漂亮的男人可能对女人不感兴趣，结果目标竟然是自己。他隐藏在心底的情绪变了又变，最终闪过一抹厌恶，躲到了江疏雨的身后。这个人一定不怀好意，而且心机深沉。荆州不解地看着百里奚留在外面的头发，然后再移到江疏雨的脸色，面色不好看起来。看什么？你以为你配吗？敢打他未来媳妇儿的主意，想都不要想。荆州不敢置信地摇头，我怎么就不配了？你才多少级？怎么敢说出这样的大话？你知不知道本殿下是来打亚洲级副本的？传说中的那个称号一定是我的。他轻哼一声，又换上了一张笑脸，自顾自地对着那个小脑门开口。姑娘，也许你还不了解我，是我方才唐突了，等我拿到称号之后再来邀请你怎么样？百里奚的心情复杂无比，怎么会有这么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啊？太讨厌了。他从江疏雨的背后露出一双疑惑无辜的眼睛。你要不要晃晃你的脑袋，听听里面的水声响不响？许多人听到这话都忍不住捧腹哈哈大笑起来。国粹，绝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骂人的。这人脑袋里的水声一定很响，别人都拒绝的这么明确了，还要上去找骂，只能说江兄的道侣干得漂亮。荆州不由愠怒起来，在白虎大陆还没有人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嘲讽他，但美人配英雄，他好不容易遇见这么一个能配得上自己的姑娘，说什么也不能放过。他强压下心中的不快，握着拳头，姑娘，你可真会开玩笑。百里奚瞬间丧失了辱骂对方的兴趣，一点都不好玩，脸皮还厚。这时轮到江疏雨说话了，你拿不到称号了，回去吧。也不等荆州发作，二人就触发了时间符箓，消失在了副本入口前。荆州都被气笑了，胸腔之处上下起伏，笑死本殿下了，竟然还说本殿下拿不到称号。如果连本殿都拿不下，还有谁可以拿？他的声音刻意放大了音量，几乎所有人都能听见。此人行事嚣张跋扈，还喜欢张扬，就是为了给其他大陆的修士一个下马威，然后再拿到称号好好炫耀一番。毕竟那个称号是传说中的，没有一个人获得。说完此话后，本来想获得周围之人敬佩感慨的声音的他，发现了一个不对劲的事情。这些人为什么表情都那么奇怪？而且他们好像在讨论着什么。荆州瞬间有一种被人当猴子看的感觉，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刀妹真的太好看了，姐姐是刀锋舞者，不过分吧？荆州按了下自己的太阳穴，喊来一个人，去找个人问问。没多久，他的下属就带了消息回来，殿下，称号已经。那人犹犹豫豫的，荆州忍不住吼了一声，赶紧说，已经被刚才那个鬼修拿走了。话音落下，荆州的大脑瞬间呆滞。称号只能有一个，刚才那人不跟他解释，就一句他拿不到称号，不就是等着看他的笑话吗？他堂堂白虎殿的未来继承人，怎么能遭受这样的羞辱？只有一个是吗？那他就……荆州看着副本的眼神越来越阴沉。称号他要，美人他也要，你们都过来！其余侍卫都从玄金虎上翻身而下，朝他走了过去。这样，什么？殿下，此处玄武修士这么多，不妥呀！殿下还请三思，万一出了事。是啊，就算这里是修罗之地，但终究还是玄武管辖的地盘，我们这么嚣张，恐怕会被玄武发难。发难？不过一个小修士罢了，玄武不会为此与我们大动肝火。荆州嗤笑起来，继续补充，再说了，只要我们小心一点，再清理干净痕迹，别人也想不到是我们做的，只会觉得他太自负，死在了亚洲级副本里。我们可是14个人。其余人沉默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权利拒绝。离开白虎殿之时，殿主就说了，必须要全面听从殿下的吩咐。是，殿下。荆州满意的笑了，取出一个小盒子，放在了手上。他们这边的情景都被玄金虎围着，众人看不真切。他们在那边唧唧歪歪的嘀咕啥呢？估计是知道称号被拿了，不开心吧。所以现在在想办法找场子。那他们还打亚洲级副本吗？应该打吧。看他们这阵仗，要是离开了，岂不是认怂？面上不好看。随他们打不打吧，反正不要再尝试挑衅我们玄武就行。哎，他们进副本了，进就进吧，死要面子活受罪，又没有多少人关注他们打不打。白虎殿的人就是这么个脾气，管他们的，来，继续吃肉。副本，舒雨，你说他们还打不打了？应该不打了吧？我都说了拿不到，噗嗤，万一人家就是犟脾气非要试试呢？不过再怎么是传说修士，也不可能一个人打通副本。怎么说？江疏雨来了兴致。历史之中，天才犹如过江之鲫，以前的那些传说修士都厉害多了，都没能拿到称号，他算什么东西？听见百里奚的吐槽和他话里话外对自己的肯定，江疏雨不由得想笑，这丫头也太信任自己了。唰！突然，数道人影出现在两人周围，百里奚下意识地捏紧了拳头。两人看清来人后，百里奚脱口而出，语气怨怼：白虎殿真是好大的手笔啊，竟然连追踪蛊都用上了。追踪蛊这东西来自魔窟，是魔族到副本猎杀人族天才的宝物，后来被人族用尽方法缴获了这种蛊虫的培育方法。江疏雨知道百里奚如此生气的原因，既然对方用了这个东西，肯定是动了杀心。哈哈哈哈，这还不算什么。荆州叉腰哈哈大笑，就丢出了一个光球，眨眼间，一个白色的结界笼罩住了二人。这是空间锁魂阵，真是煞费苦心啊！百里奚取出了苦无，放在胸前，冷厉地看着荆州。荆州的手把玩着他的卷发，颇有意味地上下打量百里奚，姿色不错，见识也不错，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
到时候本殿下一定好好玩弄你，再慢慢折磨你，算是给你有眼无珠的惩罚。闭上你的臭嘴！江疏雨上前一步，挡在了百里奚的身前。别说百里奚不喜欢对方如狼似虎的眼神，就算他也不喜欢。他已经猜到了对方使用空间锁魂阵的意图，但还需要确认一件事，挑衅道：“你以为把我们困住就行了吗？到时候你也传送出不去，传送不出去又如何？我们只要把副本打通就好了。”荆州抱着胳膊，欣赏着江疏雨死前的挣扎之色。至于你嘛，把你杀了以后，称号不就名正言顺的归我了吗？哦，原来对方也传送不出去，那就好办了。江疏雨的眼底闪过金光，一旁的百里奚哪里还不明白？此时他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低着头，怕自己忍不住笑出来。但这个模样落在荆州的眼里，就理解成了懊悔、失落。姑娘，要不你现在抱着我的腿跪下求饶，没准我可以考虑待会儿给你的伙伴留个全尸。两人牵手的时候，谁没看见？就连他的侍卫团都看见了，人家分明就是道侣。呸，真不要脸！但这是他们的主子，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狗，他们也做这样的事情，自然见怪不怪。百里奚气恼无比，皱眉抬起头来看向江疏雨。江疏雨立马会意，是时候出手了。唰，嘎吱嘎吱，才几个呼吸，150个亡灵傀儡已经包围住了这14人，还有50个守住了副本入口，防止他们逃跑。白虎殿的人马瞬间傻了眼，这是什么情况？江疏雨看到这些人惊讶的样子，顿时有些好笑。这些人是干什么吃的？还是说自大狂妄到了一定的地步，对自己的实力自信的不能再自信，想要杀人都不提前调查一下？真是搞笑！你们来之前都不了解一下对手，是不是有点脑子不够用？江疏雨毫不客气地嘲讽起来。荆州脸色阴沉，他一个传说修士对付听都没听过的鬼修，还需要了解什么？肯定没自己厉害。而且了解对手那是基于尊重对手实力的情况。这个臭小子不过 LV29而已，有什么资格？但这些话他现在不敢说那么死，他的眼底流露出警惕，可嘴巴依旧不饶人。不过一个没有名声的鬼修罢了，假把式，一些破玩意儿而已，还想杀身为传说修士的本殿下，笑话！大家准备！荆州本着先发制人占优势的理念，率先发起攻击。他的身上被火焰覆盖，众人的眼里更是一片通红，火焰冲天而起。真火体是本殿下特有的技能，都是原先的3倍，就算你有控制技能，也没法控制住本殿下。本殿下倒要看看你要怎么对付我。荆州笑眯眯的，似乎对他的技能非常有把握。他带领的队伍之中有不少法修都在给他加状态，可谓是满状态，甚至比一些 LV50的修士都要强。而他带领的下属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他，士气啸天。他们一直随着荆州走遍各处地方，打了不少副本，在他们眼里荆州是真的强。不知道为什么，荆州的眼底逐渐疯狂起来。LV50根本没有人能打得过本殿下。这百里奚的眼底出现了犹豫之色。疏雨，你有没有发现他现在不太对劲？应该是他被技能影响了，恐怕就是跟狂化类似的副作用。江疏雨点点头回应了他。按理说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传说修士虽然强，但也有一定的缺陷。他不否认现在的荆州实力强了许多，确实可以一人横扫困难级副本，但要是对上镇边将军，估计只会吃不少苦头。江疏雨抬起胳膊，什么也没说，手指向前一弯，亡灵傀儡们就冲了上去。他也在这个瞬间对着整个大的施展了影子纠缠。呼，荆州的影子根本没法生成，但是他的10几个队友都遭殃了，全被影子拖住。天哪，这怎么办？快解除！对面要杀来了！有法修眼疾手快，立马给最外围的坦克施加了净化技能，顿时能活动之后，迅速朝着亡灵傀儡冲去。砰！千钧一发之间，就在白虎殿众人以为对面的召唤生灵会被打飞的时刻，2个顿时齐齐倒飞出去。还不等他们惊讶，眼中还残留着浓浓的惊骇，傀儡们已经杀进了他们的包围圈。荆州飞快冲上前去，取出他的赤金焰火剑，朝着2个傀儡的剑刃迎去。枪！兵刃交接，火光迸溅。荆州只觉得握着剑柄的手发麻，随后那种感觉迅速传送到了他的神经组织，全身上下的骨髓甚至脑海都深深被震颤了一下。怎么这么强？他不敢置信地看着傀儡们，这比他见过的所有 BOSS 还要厉害。刚刚摔飞出去的盾士被治疗好后，又赶紧冲了上来，使用技能吸引仇恨，减轻了他受到的不少压力。其他人赶紧跟上补充伤害，但是他们的速度被延迟太多，再加上他们的攻击力较低，落在傀儡身上就像石沉大海，水波不惊。2次交手，荆州等人士气迅速衰减，根本不像之前一样狂妄。对手实在太强了，且不论他们现在交手的2个，此地恐怕有成百的召唤生灵。雷闪术突然袭击，2个法修当场受了重伤，惨叫不止，再也没有办法施展治疗技能。这还不算完，铺天盖地的其他魔法也接踵而至。这些 AP 有群体也有单体攻击，一群人自然受到了不小的伤害。荆州彻底傻了眼，他与生俱来的傲气就这样被狠狠地打压下去。明明在同级别当中他是最强的，甚至还能越很多级挑战，为什么现在他连一个 LV30都不到的小屁孩都打不过？他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之中。是了，他太自负了，自负到连对手都不调查，以为级别就能说明一切。他可以越级挑战，对方为什么不可以？在这些自我怀疑之中，他失了神，耳边都是他下手2个法修的惨叫声。乖，闭上眼睛，把耳朵捂住。百里奚立刻猜到他要做什么，乖乖照做。荆州看着江疏雨，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从心底爬了出来，他颤抖着：你要干什么？他的口齿打颤，似乎预见了自己的下场。砰！
砰！两道声音把他拉回了现实。等他回过神来，他的下属已经没有一个可以站着的了，而且全都断手断脚，还失去了呼吸，死相惨烈，让人忍不住怀疑这些尸体是否能够顺利的拼在一起。不，这不是真的。荆州难以置信的摇着头，不断说服着自己。他猛地抬头看向江疏雨：“你不能杀我，我是白虎殿的继承人，你敢动我，白虎殿一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他后悔了，后悔看上了百里奚，后悔追踪二人到了副本，后悔使用了空间锁魂阵，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江疏雨又不是软骨头，别人都杀上门来了，还要跟别人说什么仁慈？笑话，我又不是圣母。江疏雨在心中翻了个白眼，继续使用枯骨烂炸，毁尸灭迹，美滋滋。为了保险起见，他把剩下的尸骸全都拿来炸了，好把荆州解决。整场战斗计算下来不过1分钟，比妖兽好解决多了。毕竟从一开始对方就不占优势，自己心安理得。看着地面上残留的黄级武装，江疏雨有些惊喜，他还是第一次知道黄级武装不会被枯骨烂炸销毁。当然了，其中价值最高的一名料就是荆州穿的那一身。他直接让傀儡们把这些武装全部堆在一起，等打完副本再来取。疏雨，这些人可都是白虎殿的，你难道不怕吗？怕。江疏雨笑了起来，我的字典里可没有这个字，要是对面想报仇，那我们就把整个白虎殿给覆灭了。百里奚的眼睛亮了起来，这也太棒了吧，到时候你一定要带上我哦。当然没问题，不带你带谁？江疏雨爽快地答应了。白虎殿整个广场之中有一个圆台，圆台之上有数十个关键人物的魂像，其中一个突然震颤起来，一位长老立刻睁开眼睛，瞬移到了此处。什么？荆州竟然死了！他愤怒无比，话音刚落，就又来了不少长老，快把招魂师喊来，唤醒荆州的神魂，好好问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尽快，别耽误了修士大会。几个小时之后，江疏雨又打完了副本，只差10%他就能升到 LV30了。百里奚也已经升到了 LV27，呀，又升级了呢，太棒了！百里奚得了便宜，开心无比。天哪，对比起我一个人历练的时候，我现在的日子就是神仙日子。谢谢你，疏雨。说完，他还搓了一下鼻子，怕自己哭出来。江疏雨宠溺地看着他，摸了一把他的头，傻丫头，你才是傻丫头呢，我可聪明了好不好？百里奚撅着嘴，插着小蛮腰，十分不服气。好好，你最聪明了。江疏雨把战利品全都收了起来，准备拿去卖，毕竟他真的太缺零食了。离开副本后，两人就看到了那一群玄金虎，也许是感应到了主人死去，此刻的他们暴躁不安，不断的低吼着，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去理会。二人对视一眼，便转身离开。刚才在副本里，他们早就商量好了，杀了荆州一行人的事情一定要烂在肚子里，谁也不能告诉。到时候所有人都会以为他们是在副本里死的，赖账也赖不到他们头上。看到二人出来，玄武大陆的修士们都已经习惯了。看吧，我就说江兄比那群人快多了。就是，他还傲气得很，说自己是什么真火圣子，哪里有江兄厉害？江疏雨年纪小，但实力强，众人思索再三，决定还是称呼他为江兄。嗨嗨，人家确实挺厉害的，至少是传说修士，咱们算个啥？万一我们踏入2阶的时候也成了传说修士呢？概率有多大？你自己心里清楚，我不跟你扯皮。哼哼，你这就是灭他人志气，长自己威风，没准你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众人说说笑笑，丝毫没有战斗的紧张气氛。江疏雨十分喜欢这种氛围。秘境，老千，稀客呀，是什么风把您老人家给我吹来了？南辰星看见黑着脸的百里千珏，边倒茶边打趣起来。来坐下说说，到底是谁惹你了，把你弄得这么不开心？百里千珏冷哼一声，臭着脸，还不是江疏雨那个臭小子。咕噜，啧呀！百里千珏恨恨的又喝了好几杯，是要把南辰星给喝穷。你怎么会见到小苗苗？南辰星挑着眉毛，似乎猜到了原因。百里千珏瞪了他一眼，没有回答，倒是李靖解答了这个问题。昨天他去修罗之地了。老千，你这是见到小苗苗和你的宝贝孙女了？南辰星笑得嫣坏，刺疼了百里千珏的双眼。你还给我笑！老实交代，是不是你让江疏雨去勾搭我的宝贝孙女的？听到这话，南辰星忍不了了，放屁！你这个糟老头说的什么瞎话？叔叔可忍，婶婶不可忍。你看小苗苗多优秀啊，还需要勾搭你家宝贝孙女？如果不是你让他去勾搭我宝贝孙女，就那么一个木讷的家伙，哪里懂得谈情说爱？两个人越吵越大声，看得李靖这个第三人好笑不已，甚至在一旁嗑起了瓜子。修罗之地，江疏雨带着百里奚这2日来都在刷副本，随着他的等级提升，速度也越来越快。直到时间符箓的次数全部用光之时，江疏雨已经到了 LV32，百里奚已经到了 LV30，速度不可谓不快。如果是别人要像这样连升几级，至少需要大半年。在客栈之中，二人兴致勃勃地点了一大桌子菜，好为自己接风洗尘。疏雨，时间符箓的灵气不够了，我得回圣地一趟毫补充一下，这边不太好找人弄。嗷呜！百里奚一边往嘴巴里塞着菜，一边模糊地说道：“主要是我这一趟还得回去接任务，要是二爷爷这次再坑我，我一定把他的胡子给拔光。”他狠狠地咬着牙，一副小瘦的模样，煞是好看。江疏雨满脸笑意地听着他说话，一边将他嘴角旁的米粒捏了下来，吃掉。百里奚瞬间红透了脸，看着女孩这个模样，江疏雨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赶紧咳嗽了一下，掩饰自己复杂的心情。咱们的套装也都齐了，我也回去看看新尊会不会给我布置什么新任务，到时候再去魔窟附近搜罗一下魔物，多攒一点积分。那你可别忘了喊上我哦。
百里奚吐着舌头，脸颊依旧红红的。饭后两人到了玄武商会，江疏宇直接把不需要的东西放在此处寄卖，毕竟亚洲级的武装实在太珍贵了，如果直接卖给商会，至少会亏好几百万。会计姐姐百里奚最终还是给他一个建议，10%的手续费为代价，还能赚上不少。商会之中最高也只有困难级武装售卖，二人最后在此基础上翻了2倍价格，全都以500万灵石或者1000万灵石为价，只有最难获得的香玉刃售价1500万灵石。每次打完副本以后，至少都有2个武装，而百里奚全都不要，都归江疏宇所有。如此一来，光是亚洲级副本所掉落的武装就价值1亿灵石。至于墨龙营地中的一些相关掉落物品，都有任务发布，可以换取不少灵石。而从白虎殿一行人身上获得的武装，他也全部卖给了商会，获得了1亿多的灵石。他突然觉得终极功法卷轴也没那么贵了。疏宇，你可千万不要骄傲了哦，这点灵石不过是你成长路上的毛毛雨罢了，到时候你恐怕还觉得少。江疏宇心中哀叹了一声，富婆为什么那么富，几亿都不放在眼里。看到他的神情，百里奚解释起来，等你踏入2阶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些辅助材料还需要好几千万，至于终极功法卷轴，几亿都是往低了说，高级功法卷轴就不要想了，不仅市面上没有，就算有，动辄也是10亿一个。等你的级别越高，需要的东西就越不能用灵石来衡量，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以物易物，或者去前线阵营用积分换东西。前线阵营，江疏宇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个概念。哎呀，就是3号以及之前的阵营了。百里奚歪着头，笑眯眯地看着他。把虚空收纳玉几乎清空以后，还有一个棘手的东西，荆州身上手工打造的那些武装。这些武装是专门为了荆州量身定做的，如果不是真火圣子，别人拿去也没有什么用。不过这东西有一点好，那就是属性非常高，很接近他现在身上的套装了。这个烫手山芋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最终还是将难题抛给了星尊。没错，就这么办。江疏宇和百里奚传送回圣地之后，百里奚依旧不适应远距离传送，小脸煞白。他靠着江疏宇缓了好一会儿，脸上才恢复了血色。我就不跟你回圣地了，我先去找二爷爷。他的声音还有一些虚弱。江疏宇趁势又摸了一下女孩的头，你去吧，要注意安全。目送百里奚离去后，他才联系星尊。星尊，我回来了。你小子怎么回来的这么快？任务已经完成了。江疏宇平静地汇报着，玉姐那边却沉默了许久。你把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是的，星尊。南辰星一阵头大，这小子真就一问一答，低情商。比试？那你还不快来找我？还要我去接你吗？江疏宇这才想起来，上次离开前，星尊给了自己传送符，可以直接进入那个秘境。好，秘境？你怎么反应这么奇怪？入定中的李靖睁开眼，实在不理解他的反应为什么这么大。小苗苗竟然这么快就完成任务了。南辰星喃喃道。听到这话，李靖的表情古怪不已，这不是很正常吗？你的任务又不难，他多刷几次就会回来了呀。南辰星默默瞥了他一眼，这不是好看戏吗？按道理美人在怀。他没有再说下去，挑着的眉毛似乎在说你懂的。李靖瞬间露出了了然的神色。你这么想也有道理。哒哒，脚步声逐渐靠近，没过多久就到了二人身前。见过星尊，见过李大师。坐吧，不要客气，自己倒茶。南辰星摆摆手。江疏宇熟忍地揽起衣袍坐下，给星尊和李大师添茶后，才给自己斟茶。我去。南辰星仔细打量了他一眼，突然惊呼一声。李靖没好气地瞅了南辰星一眼，你能不能有点星尊的样子？成天大惊小怪的，这次真不是我大惊小怪，你瞅瞅这小子，竟然都 LV31了。李靖这才凝神看了一眼江疏宇，眼底都是惊诧。小苗苗，你到底做了啥？南辰星好奇地看着他。江疏宇面色古怪，这个外号，但他心中思索未果，无奈地在心里叹息一声，回话道：弟子这段时日都在打副本，如果不是带着西西，应该会更快，不过他并不介意。南辰星抱着胳膊，抬头看着天空，不对啊，就算你一直打困难级副本，也不该这么快啊，时间符箓都用完了。是的，全都用完了，弟子这段时日打的都是亚洲级副本，而且还带着一个人。南辰星咽了一口唾沫，感情这小子真的去了亚洲级副本。哈哈，我就说了，你家小苗苗会去打亚洲级副本，现在信了吧？而且还是跟百里老头的宝贝孙女去的。南辰星朝着江疏宇投去一个询问的眼神。江疏宇没有隐瞒，几位都是玄武大陆的大能，彼此之间认识很正常。是的，所以记载之中的那个称号拿到了，龙之猎手的全属性加500，所有技能的消耗是原来的1半。说着，江疏宇把任务清单的东西全都摆了出来，还有已经失去了色彩的符箓。星尊，弟子没能找到阵法大师，剩下的话他就没有说了，星尊肯定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哼，南辰星笑着点头，好小子，你还知道给这个东西补充灵气不容易。弟子记得星尊说喜欢直来直去。江疏宇正气凛然地说出这句话后，两位大能的表情都古怪起来。所以这算是南辰星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是吗？星尊，需要什么材料？您可以跟弟子说，弟子现在去找。可，星尊的大手一挥，将所有东西都收了起来。不用了，全都交给本尊了，弄好了再跟你说。弟子多谢星尊。礼貌的态度让南辰星满意了不少。听说过修士大会吗？听说过，这一次由玄武大陆举办。知道就好，这个大会就在10日后。南辰星挑眉看着江疏宇，江疏宇立马明了，弟子会参加的。星尊点头，悠悠开口，
但我的要求不只要你参加，还需要你拔得头筹。具体的大会规则到时候会公布，你记得随时关注弟子牌。这个要求应该不难，而且他本来就是奔着夺取桂冠的主意去的。没问题，好小子很自信啊，不错。南辰星哈哈大笑起来，他就喜欢这样简单粗暴的性子，没有多余的废话。弟子还有一事，需要劳烦星尊您出马。南辰星来了兴致，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江疏雨需要自己出马。哦，江疏雨挥手将荆州的套装放了出来，摆在地上。这不是白虎殿的赤金套装吗？怎么会在你小子手上？李靖看热闹不嫌事大，在旁边讲解起来。传闻白虎殿有个真火圣子，店主花了不少人力物力打造了个赤金套装，能得到这个套装，嘿嘿。江疏雨赶紧把在副本里发生的一切经过都告诉了二人。了解事情经过之后，南辰星低头沉思起来。赤，你什么时如此畏首畏尾了？敢动我们玄武大陆修士的主意，把他杀了都不为过。李靖冷哼一声，眼里快要喷出火来。更何况他肯定留了神魂在白虎殿中，还不是真的死了。就算真死了，老子还想把白虎殿给灭了。李靖越说越气，身上的杀意逐渐笼罩住了整个秘境，让江疏雨忍不住咽了口唾沫，才将心底的惊惧给隐藏下去。大能发威是真的很恐怖，吓死个人了。冷静，这是我家，你想给我全拆了吗？南辰星伸手按住了他的肩膀，所有的杀意瞬间收拢，消失不见。只见他手一挥，就将赤金套装收到了虚空收纳域。此事就交给本尊处理吧，你小子就放心好了。金盆洗手这么多年，也许苍穹域有些人是忘了本尊的另一个称号了。江疏雨瞬间想起了清代大陆那一战，不被虐杀的那一场1v多。后来清代大陆都称新尊为杀神，当时那一战惊天地泣鬼神，不少大能都去阻止，最终以全部失败告终。甚至当时最顶尖的3位大能，还有2个战死，差点灭了整个清代大陆。但从那次之后，新尊就很少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了，甚至近些年来还选择了幽居。除了玄武大陆，很少在其他大陆冒头。感觉到新尊气息的压制，江疏雨心底明白，白虎大陆恐怕要遭殃了。江疏雨识趣的告辞后，南辰星将时间符箓给了李靖。镇仙，这玩意儿就托付给您老人家了哈，去白虎大陆玩，我可不能那么孤单，得叫上老千一起去。李靖点点头，那臭小子敢这么说百里老头的宝贝孙女，这次白虎大陆恐怕要废了。哈哈，南辰星哈哈大笑，没再说什么，我先走了。白虎大陆，突然天空之上出现了一个硕大的陨石，划破天际，甚至擦出了火花来。整座白虎大陆都被这些火花映照得亮堂无比，温度还在逐渐升高，宛如太阳坠地。这是什么东西啊？是太阳落了吗？不像吧，应该是某位神级大能出手了。快看，上面有人！隔着陨石好远的上空，有人凭空而立，是3阶的超级大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为什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也有这种感觉，现在毛骨悚然的。众人还没聊完，就被一道破空的声音打断。金承圣，赶紧给老子滚出来！百里千绝的声音宛如狮子吼，传遍了整个白虎大陆，几乎所有人都听见了。许多人都露出了惊骇之色。金承圣可是白虎殿的殿主，而这2位远道而来的大能，估计也是什么狠角色，不然也不会这么嚣张的找上门来。白虎殿在陨石的正下方，似乎随时都要落下来，在这中心的修士都惊惧不已。咻！几位大能直接从白虎殿之中飞出，直冲百里千绝的方向而去。这些长老还有殿主，无一不是踏入3阶，在 LV84以上的修士。天哪，长老们都出动了，殿主也出来了。可是对面根本不怕殿主，不会殃及池鱼吧？有点自信好不好？不是还有长老们吗？我们这边人多。白虎殿众人心中惊疑不定，不知道今日会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什么人竟然敢来白虎殿找麻烦？金承圣一边向上空飞去，一边怒吼。待在上空站稳，看清来人是谁后，差点没站稳。只见他瞪大了眼睛，心中思绪万千。怎么会是玄武大陆的百里千绝？百里千绝是神级修士，他虽然也是，可是实力摆在那里对比，就差了10万8千里。而他旁边的人是死，他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双腿没出息的颤抖起来。怎么会是那尊杀神？而且看这2人的架势准没好事，不会是想把白虎殿给灭了吧？他赶紧在脑海中思索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对方，但死活就是想不起来。但是伸手不打笑脸人，他直接收起了那副平时吓人的模样，脸上陪笑。2位大驾光临，此地蓬荜生辉，也不知道是什么风把您2位给请来了，嘿嘿。要是我白虎殿做了什么惹怒2位的事情，我先给2位认个错。这个现场直播看得众人脑中发昏，谁也没有想到店主会是这么一个反应。怎么认怂了？天哪，我还是第一次见店主这般模样，岂不是说明对面比他还厉害？有可能，那2位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来啊？百里千绝冷哼一声，定定地看着金承圣。你们白虎殿有个什么荆州吧？赶紧叫他给老子滚出来！金承圣头疼不已，他这个侄子被白虎殿寄予厚望，是未来最有可能执掌白虎殿的人。如果他惹出了什么麻烦，那长老派系那边恐怕就会趁势打压店主派系这边的势力。但是眼前这2位也不是什么好惹的，如果他要护着那个臭小子，估计眼前这2位就能把白虎殿给毁了。也不知道那小子犯了什么浑，竟然会惹这2位大能如此生气，他始终想不出个前因后果。去，赶紧把那小子带来。他赶紧吩咐身边的长老，反正这2位估计是见不到人不罢休的。至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待会儿也会知道。敢问荆州如何惹得2位不快了？他小心翼翼地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他没惹到我们。听到这话，白虎殿殿主才松了一口气，就听见
他惹了我孙女，还有我的徒弟。两人的语气平淡，却都藏着愠怒。活了这么多年，金承盛哪里感觉不到？他瞬间被噎住了，强制镇定下来。荆州啊，荆州，老子要被你害死了！他心中抑郁不已，这个臭小子竟会给自己惹事。很快，荆州就被带出来了。他才刚复活，休养了几日，但依旧不大好，还很虚弱。他此时的脑海都懵懵的，才刚睡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刚走出寝殿，就被一道风卷到了半空中。二位，这就是荆州了，前2天才复活过来。金承盛说复活，就是希望两位大能看在他已经被他们的后辈杀过，下手能轻一点。可他们才不管这么多呢，就是你小子用追踪谷跑到副本里，想要劫杀江疏雨是吧？南辰星悠悠开口，语气宛如即将覆盖整片大陆的海啸，低沉的可怕。还让我的宝贝孙女给你跪下来求饶，还想玩弄她？百里千绝就不像南辰星那样克制自己了，浑身都是躁动的杀意。这下金承盛心里是真的害怕了。现在他只求着二位不会把怒火烧到自己身上。我，荆州的双眼突然迷离起来，喃喃自语。金承盛立马意识到他被控制了，害怕的看着百里千绝，太可怕了，怎么还有这种控制人的技能？等级压制在那里，荆州恐怕要坦白一切了。哈哈，什么垃圾鬼修，在本殿下的天罗地网之下，他还有命吗？传说中的称号只能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本殿下。哈哈哈哈！还有那个臭婊子，本殿下看上他是他的荣幸，竟敢说本殿下脑子里有水，本殿下一定要好好折磨他，让他痛哭流涕，跪在本殿下的脚边求饶。哈哈哈哈！荆州的话语越来越疯狂，百里千绝握着的拳头上青筋越发鼓胀。咕噜，金承盛和众长老都不自觉咽了一口唾沫，害怕的看着他。金承盛还想开口阻止，却被南辰星一个眼神给瞪了回来。然后整个白虎殿的上空杀意弥漫，笼罩住了众人，让人忍不住心中发颤。尽管南辰星笑着，但却让人无法忽视一个事实：杀神回来了。呵呵，既然死了，就该好好在地里头躺着，现在又复活，岂不是送上门让我们弄死？百里千绝气势逼人，让人无法忽视他的话语。既然如此，就不要复活了，快跑！金承盛话音还没落下，一颗陨石就从天而降，坠落下来。得到了命令的长老们立刻飞离此地，用身上的传送阵盘把大部分弟子转移离开。陨石直直地砸落在了荆州的身上。这个被遗留在空中的祸害，此时没有一个人想搭理他。陨石渐渐把他吞没，消失在了此地。而下一个目标就是白虎殿的广场。看到底下的人纷纷逃窜，百里千绝心情好了不少，把陨石的速度降慢了许多。这一瞬间仿佛已经经历了万年，缓慢无比。咻！破空之声响彻天际，被安全带离此地的弟子们全都在远处眼睁睁看着那一颗巨大的陨石朝着整座白虎殿砸去。轰隆！轰隆声不断响起，白虎殿的众人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家园被毁，却无能为力。这就是报应吗？这就是报应。整个白虎殿都没了，重要人物的魂像也没了，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白虎殿的实力都大不如之前。这一场灾难，不知道需要休养多久才能缓过去。若再有第二次，老夫定会把整个白虎殿给摧毁了，斩草除根。百里千绝声如洪钟，谁都没有错过这道声音。说完，南辰星和百里千绝就离开了此地，消失在天际。殿主，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殿主，几位长老束手无策，只庆幸金承盛还活着，否则他们就群龙无首了。金承盛悠悠叹了一口气，不断摇头。咱们只牺牲了一个荆州和白虎殿而已，这已经是那两位大能手下留情了，就别想其他的事情了。杀神这个称号可不是白来的，幸好我们一开始没有维护荆州，否则下场可能跟清代大陆一样，几乎全盘覆灭。听说过南辰星兄命的人都知道，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认栽，不然因此得罪了那尊煞神，恐怕整个白虎大陆都没了。清楚事情经过的弟子们都有些生气，都怪那个荆州，平日里嚣张跋扈也就算了，到了外面竟然还如此招恨，亏他还是我们的殿下，行事风格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呸！如果不是因为他，我们也不会遭此劫难。金承盛自然听到了这些怨怼的话，但说再多又有什么用？荆州的脾气都是他们惯出来的。秘境，百里千绝和南辰星已经回来了。老千，你今日怎么这么友善啊？这不像你平时宠孙女的态度啊！哼，你还不是一个样？你以前的暴脾气都去哪儿了？今日也不见你出手。百里千绝没好气地瞥了一眼南辰星，翻了一个白眼。这不是要老了吗？得多积点德，下辈子投个好胎。南辰星随口胡诌了一个理由，说的像是你这辈子投胎投错了一样。切！百里千绝丝毫不放过呛他几句的机会。南辰星无奈的摇头，现在不一样，那帮人留下来还能多宰一点魔物，让咱们人族轻松一点。行，不跟你多废话了。百里千绝懒得跟他扯皮，自己喝起茶来。此时李靖开口了，给你，时间符箓已经弄好了。哟，靖哥哥的速度真是一如既往的快啊！见南辰星收起江疏雨的初级时间符箓后，百里千绝也拿了个一样的出来。还有我的玄武圣地。不少长老们最近都在忙着授课，将许多基础知识交给新入门的弟子。当然了，这些基础知识比他们之前在中文学的都要高深许多，不仅有各个修炼之道的技能分析，还有武器搭配、组合打法等等，甚至连魔窟中的许多情况都会告知。更多的还是围绕在魔物的种类，还有遇到魔物时需要做什么，怎么击杀魔物更有效率。这里面还会有许多长老丰富的经验，十分难得可贵。但是江疏雨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聆听长老们训课，
毕竟他现在不是有任务，就是在执行任务的路上。他索性来到了藏书阁，准备把自己需要了解的东西全部看一遍，只是少了那些实战经验而已。反正他也用不上，就算用得上，显然也是新尊的战斗经验更为珍贵。在藏书阁里，需要阅览任何典籍都需要花费贡献值，江疏宇也不稀罕那一点。整个藏书阁都静悄悄的，只有书简、卷轴翻动的声音和稀稀的脚步声。江师弟，真的是你啊！一道惊喜的声音响起，江疏宇扭头看去，是林锦师姐啊。见过师姐。师姐，你怎么会在这里？当然是为了赚贡献值啊。需不需要我给你介绍介绍？只要100贡献值就够了哦。林锦现在做生意比以前放得开多了，不再像以前那么害羞落落大方。江疏宇自然爽快地和他进行了交易。师弟还是一如既往的爽快呢，那就让师姐好好为你介绍一遍吧。藏书阁有好几个区域，分为副本、妖兽、技能相关的记载，不仅有初级、中级，还有高级。有了他的指引，江疏宇需要什么轻松了许多，也不用再去找藏书阁规则来看。现在他需要的是10贡献值1份的初级记载，贵倒是不贵，但是数量太多了，找起来十分麻烦。师弟你需要什么啊？师姐，我需要修罗之地和魔窟的记载。哦这样，跟我来。林锦直接为他领路，还顺便为他找了好几个。你看这些就够了，这里面有各种魔物的出没地点记载，还有他们的死穴记录，还有魔窟的路线。林锦给他找的记载全都是初级部分，对应着 LV50以下的修士和魔物登记。那师弟你就慢慢看吧。师姐还要继续赚外快呢，先走了。今天又是轻轻松松赚到贡献值的一天呢。林锦的脚步轻快极了，眸子完成了月牙。江疏宇直接找了一个空位坐下，仔细的阅览起来。这些资料的记载都很详细，他对修罗之地和魔窟的了解也越来越多。玄武大陆的阵营有9座城池，1号城池最接近魔窟，也是最前线的地方，所以经常有魔物偷袭。不仅如此，那些魔物的等级都非常高，远非嗜血魔狼可比。1号阵营到9号阵营相对魔窟的距离逐渐递增，按道理9号阵营是最安全的，其实不然。因为魔窟经常会传送魔物过来偷袭，所以也极其危险。玄武大陆因为实力强横，所以才把城池建到了魔窟附近，但像这样的大陆其实并不多。而他之前杀的那些嗜血魔狼也不过是炮灰中的炮灰罢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有点魔气就能滋养出来，算是魔物中菜的不能再菜的新手魔物。而狼将虽说是将，但也顶多算个炮灰。而人族现在对魔窟的了解也不够深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里面有无数的魔头，而且魔族的首领必然十分强横，不然光是平行尊一个人就能冲进去，将里面清理得一干二净。月牙吻上树梢头，繁星逐渐为大地披上了星纱。江疏宇的弟子排热了一下，收到了修士大会的相关解说，现在才发来。江疏宇放下了手里的书简，仔细了解起来。而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人都收到了这个消息。修士大会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一次是第406次举办。不少修士收到这些消息后都激动无比。这一次是我们玄武大陆举办，我想参加。我也想参加，奖励实在是太丰厚了，不去都不行啊。诱惑，赤裸裸的诱惑。我是那种贪图好处的人吗？是。整个苍穹域的修士都热情高涨，比之前不知道热情多少倍。和以前一样，12级为一个段，分个人和小组。江疏宇记下规则上的要求，当然各个种类比赛头筹的奖励他都没有错过。这么丰厚的奖励，谁看了不想要第一啊？啧，玉简发热起来，江疏宇迅速给自己套了个隔音阵盘。疏宇，你看到修士大会的那些奖励没有？好丰厚啊！想不想要？想要对吧？我要和你一起报名。百里奚在另一头的声音十分雀跃，他和所有人一样，看到这次的奖励之后，都比之前更加热切了。那是自然。江疏宇被他兴奋的情绪所感染，对比赛的奖励更渴望了。好，疏宇，明早等我，我去找你。好，嘻嘻。江疏宇笑着，耳根泛起红色。这一次玄武大陆非常大方，拿出了不少宝物。LV50之下的小组赛，每个种类比赛的头筹都可以获得初级新功法卷轴、初级采药和5000万灵石。江疏宇就是奔着初级新功法卷轴去的，这个东西可以保证修士100%觉醒没有的新技能，整个玄武商会都没有售卖，准确来说，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毕竟1万份初级功法卷轴从功法卷轴制作师手中诞生时，最多才有1份初级新功法卷轴。另一个初级彩色药水可以让所有属性永久增加200，虽然还比不上许多皇级武装，但修士的属性永久增加，就意味着武装是在这基础上进行加成的。而个人比赛获得头筹都可以获得初级采药，但是这东西只能使用一次，他和百里奚刚好一人一个。还有一个挑战赛，但玄武大陆神神秘秘的说是要到修士大会那天才会公布。获得自己需要的信息后，江疏宇也没闲着，整个晚上都跑去了道场进行训练。一夜下来，他的芥子空间又满了。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继续召唤，毕竟现在他在同级修士当中都是无敌的存在了。这一切都是因为强迫症。次日，修士大会的报名地点到处都有，遍布整个苍穹域，就连玄武圣地之中都有好几个。不管是普通的弟子还是内封弟子，都争先恐后的排着队，想要参与这次的大会。排着队的二人原本还聊着天，但百里奚看江疏宇一直不断的四处张望，索性也就不说话了，观察了好一会儿。你是在找你的姐姐吗？他探头挡住了他的视线。江疏宇点点头，但是没找到。百里奚背着手摇摇头，像一个小老头叹息道：小江，你怎么就不问我呢？我这个百科全书在这儿，你竟然不找，是不是笨？百科全书是江疏宇送给他的称号，
他很喜欢这个词。神道峰、昊天峰、圣贤峰都不在这儿，所以你想找也找不到。那百科全书快告诉我，他们在哪儿？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据说这3个大峰的消息都得保密，爷爷都不能告诉我，说要等我自己拜入之后才可以知道。百里奚遗憾地摇摇头，本来我是不感兴趣的，但是因为你想去，那我就跟你一起去喽。江疏雨这才明白为什么自己在圣地之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几个大峰的弟子。原本他还以为他们都执行任务去了，现在才知道他们根本就不在圣地里面。这也太神秘了，也难怪那么多弟子都想进去，越神秘越厉害啊。没错，就是这个道理。不过修士大会的时候，你应该就能见到你姐姐了。江疏雨。二人正说着话，就被一道好听的女子声音打断了。百里奚对这道声音敏感极了，立刻转头看去，就看到一个十分秀气的女子，相貌出众，气质超群，和自己差不多。这是百里奚对徐婉的第一印象。徐婉旁边自然就是安慧和江策了。安慧和自己打扮相似，应该跟自己的修炼之道是一个路子，而江策就比较和江疏雨一样，第一眼看去就觉得都是木头。江疏雨注意到他疑惑的眼神，在他耳边低声道：“中间那个是徐婉，召唤师，和我一个宗门。安慧和江策都是我在大考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刺客，一个剑修。”百里奚点点头，面上笑着，却小心机地牵住了江疏雨的手。徐婉走近后，就看了一眼二人牵在一起的手，微微笑着：“你们都是来报名大会的吗？”江疏雨也同样微笑点头：“对，介绍一下，这是……”他正要说话，百里奚就落落大方的伏肩行礼：“你们好啊，我是 LV30潜影杀手百里奚。”江疏雨今后的道侣。嘶！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异口同声：“你竟然 LV30？” 百里奚甜甜笑着点头：“都多亏了疏雨，是他带着我历练的。”三人压下了心头的惊讶，自我介绍起来。LV20元素召唤师徐婉，江疏雨以前的同门。徐婉最明白女子介意什么，直接把二人的关系说了出来，只是简单的同门而已。LV20影子猎手安慧， LV20剑修江策。徐婉打趣道：“你怎么不说你是剑心通明了？”嗨嗨，江策一脸正色：“江兄的修炼之道那么恐怖，我干嘛还要班门弄斧，自取其辱？”噗嗤，二女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话说江兄，你什么时候带我们一起历练啊？可不能重色轻友，厚此薄彼啊。江疏雨脸红了一瞬，等你们到 LV25，到时候来找我，我带你们去荒芜雪原副本。徐婉三人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那个团队副本他们听说过，也是江疏雨升级最快的那段时间。安慧歪着头打量了一眼江疏雨，开口问道：“你现在多少级了？” LV32。三人顿时说不出话来，待了好久，最后齐齐吐出一句：“变态。”安慧摇摇头，真是羡慕你这速度，跟飞一样，要是能跟你组队就好了。徐婉点点头，对，要是跟你组队，几乎可以躺赢，什么都不用干。江策也深以为然，对，那样我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偷懒了，不用拼死拼活的去打。江疏雨有些汗颜，这三个人还真是耿直，什么话都敢说。算了，我们都是在做梦，级别不够，要是有 LV24就可以跟你一起组成小组了。江策咂舌，有些想念江疏雨之前挡在他们面前的风采。江疏雨倒是有些疑惑，那你们现在准备3个人组队？才不是，我们早就找好人了，有一个坦克，还有一个法修，这样比较齐全。徐婉傲娇的叉着腰，毕竟本姑娘的交际能力可不是盖的。五人又聊了一会儿后，三人就离开去找另外2个成员了。疏雨，你和徐婉的关系不错呀。百里奚颇有意味的看着他，想看他能有什么解释。只是同门罢了，都没有说过多少话。江疏雨说完以后，还肯定的点了一下头，对，就是这样。噗呲，百里奚捂着嘴巴笑了起来，说你呆还真有点呆，我要是你，当时身边有这么好看的姑娘，早就下手了。下手？江疏雨不明白他的意思，自己跟徐婉都没什么交集，为什么要下手？哎，木头。百里奚摇摇头，就别过脸吃起自己的零食来了，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江疏雨不知道为什么，为了防止以后有意外发生，附在他耳边：“你明明才是最好看的。”百里奚没有说话，但是头埋得更深了。百里，听到这个声音，百里奚立马抬起头来。江疏雨没有错过他脸上的一片绯红，心中暗笑。南宫师姐。百里奚把手里的小吃全都塞给了江疏雨，朝着三人跑了过去。南宫师姐，黄师姐，你们竟然都来了。萧恩被丢在最后方，和江疏雨遥遥抱拳见礼。那当然了，5年一次呢，可不能错过。南宫寒雪点头，摸了一把百里奚的头，心中满足。而黄真真则有些担忧地看着百里奚：“你最近都跑到哪里去了？我和师姐都找不到你，让人瞎担心。”百里奚甜甜的笑容将他的担忧给冲散了。有点事情被丢出去了。话说师姐，你们有小组了吗？说到这个，三人都有些无奈。别人都嫌我们等级不够。萧恩有些不服气地抱着胳膊。大家都是冲着排名靠前去的，都不想要 LV26这种吊车尾等级的法修。如果只有南宫寒雪那样又能当坦克又能当输出的 LV28草木灵修，倒是有不少人愿意接收。可南宫寒雪是个认死理的人，既然带着师弟师妹就要负责到底，所以直到现在他们都没有找到适合的人一起组队。如果实在找不到他们，最后只能3个人一起参加了。黄真真也有些生气，平日里那些人找他帮忙姐姐前姐姐后，现在倒好，一个个巴不得不认识他。南宫寒雪叹了一口气，其实我们也不追求什么名次，只是想见识见识，偏偏就这么难。百里奚用食指他的嘴，师姐，你跟我们一起吧，让舒雨带着我们一起夺得桂冠，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都知道咱们的厉害。说完，他还肯定的点点头，懂得抱大腿也是咱们的厉害。此话一出，所有人都笑了，包括江舒雨。舒雨，
你答应了对不对？百里奚朝着他眨眨眼睛，想要得到一个答案。江疏雨无奈地摸摸他的头，你说过的话，我有不答应的吗？南宫寒雪三人的心情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太棒了，谢谢你江师弟。萧恩是最激动的一个，差点冲上前去要抱住他。毕竟他带着39个人一起打荒芜雪原的事迹，几乎整个圣地的人都知道了。现在终于又轮到他们打酱油了。只要有江疏雨拿到第一，还不是轻轻松松？可是南宫寒雪还是犹豫了一下。百里，我有一个要求，江师弟和你得先答应才行。百里奚傻眼了，都能拿第一了，还要提什么要求啊？如果拿了第一，我们3人什么都不要，只要功勋点就够了。对，黄真真和萧恩都附和着。光是拿功勋点，他们就占了足够大的便宜。如果还要分奖励的话，那实在太不厚道了。现在的江疏雨都才只有290，更别说他们了。想要积攒到1000，路漫漫其修远兮。百里奚和江疏雨见他们如此坚持，也没再说什么，以5人为小组报了名。9日后，他们就要前往金玉城参加修士大会。南宫寒雪3人都已经预见了拿到第一的情景，心情激动。萧恩更是跳了起来，哼哼，他们不带我，到时候看到我们在第一的时候，肯定脸都肿了。黄真真没忍住，赶紧把他劝平静下来。就算他们不带，我们也拿不到第一，好不好？哈哈哈！几人在这里说说笑笑的，正在往回走，突然眼前出现了一个人。南宫寒雪最先冷声呵斥：“你来这里做什么？”百里奚也没什么好脸色，根本不理眼前的人，拉着江疏雨的小手收得更紧了。江疏雨仔细上下打量这人，似乎有点眼熟，但叫什么他并不知道。百里奚，你怎么能和别人走在一起？傅燕慈脸都黑了，盯着2人牵在一起的手，怒目而视。江疏雨眨巴着眼睛，有些奇怪，这人是什么情况？是他的情敌吗？难怪他出副本的时候，对方用那样的眼神看他。傅燕慈，你有病是吧？本姑娘跟谁走在一起，关你屁事？别多管闲事。百里奚没好气地看着他，眼底都是厌恶，偏偏对面的人还不自知，怎么就闲事了？你我2人可是定亲了的，你还好意思提这个？要不要脸？你上门提亲，我是不是拒绝了？2家承认了吗？你到处跟人宣扬，说我和你定了亲，我看在长辈的面子上，就不跟你计较了。自欺欺人也要有个限度。百里奚越说越气，甚至骂得更加厉害。有病就去治，别逮着谁就咬。还有，以后你再把这些事情到处乱废，小心我找爷爷告状，让他亲自来收拾你。咕噜，江疏雨直接被吓傻了，咽了一口唾沫。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百里奚，没想到被他讨厌是这个样子，幸好他不讨厌自己。百里奚骂完之后，依旧气鼓鼓的，还不解气。南宫寒雪也站了出来，百里师妹不喜欢你，还不赶紧滚？好啊，你们都是好样的。傅燕慈恶狠狠地咬着牙，伸出食指指着对面的人，小爷我的话就放在这儿了。百里奚，你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你这辈子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然后他又看向了江疏雨，你给老子等着，老子早晚会杀了你。突然被点名的江疏雨脸色也不大好看，想抢他媳妇儿就算了，竟然还想杀他，看来不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是不行了。一道魂火被召唤了出来。与此同时，百里奚也面色难看地取出了武器。傅燕慈，找死是吧？南宫寒雪3人也都进入了战斗状态，就算傅燕慈是踏雪峰峰主的孙子又如何？他们是站在江疏雨和百里奚这边的，根本不怕得罪他。哦，你要杀谁？来，再说一遍，本尊洗耳恭听。突然，一道凌厉的威压从天而降，直接把傅燕慈给打趴在地，哇的吐出了一大口血。上空中，南辰星的目光如死神般牢牢盯着傅燕慈。你想杀江疏雨是吗？他的语气低沉，直接把傅燕慈吓得双腿打颤。星尊怎么会来？江疏雨这种卑贱的普通弟子，怎么可能真的和星尊扯上关系？他原本以为是笑话的事情，现在在他的眼前竟成了真。啪啪啪的声音响彻在他的脑海中，他又惊又惧，不断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南也好。百里奚立马收拢了自己浑身的杀意，笑盈盈地向南辰星打招呼。江疏雨心中怪异不已，星尊竟然是西西的爷爷辈，这让他以后怎么处？南辰星轻轻颔首，再度看向傅燕慈，本尊刚刚问你话呢，你没听见？你要杀谁？傅燕慈所有的气势消散得一干二净，双腿颤抖着跪了下来。对不起，星尊，小子什么话也没有说。说完以后，他不断地磕着头，就怕这位杀神把自己了结了。哼，滚吧！南辰星瞥了他一眼，再次敲了个警钟，要是再有下次，本尊亲自摘了你的脑袋丢给傅继白。是。傅燕慈哪里还有刚才嚣张的模样，赶紧爬了起来，四肢并作2腿，用奔逃而去。傅继白就是踏雪峰的峰主，南辰星根本就不带怕的。南辰星落在了地上，南宫寒雪几人赶紧行礼。玄武大帝长什么模样，别人可以不知道，但一定知道星尊的模样。南辰星点头回应，扫到了江疏雨的身上，眯起了眸子。要是本尊不出现，你是不是就真的动手了？想过后果吗？江疏雨十分诚实，直接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是，弟子想过。南辰星一阵头疼，你都不知道对方背后的势力，怎么就那么不稳重？本尊还是第一次见你这样。江疏雨看了百里奚一眼，神情柔和下来。就算对方的势力再厉害，也不能跟我抢人。你小子！南辰星有种被喂狗粮的感觉，赶紧打断。那臭小子的爷爷是傅继白 ，LV97，是站在大陆顶端的大能之一，不是现在的你可以对抗的。没关系，大不了跑到修罗之地去。再说了，星尊您不也是我的后盾吗？
就算您保不了我，我大不了一死。臭小子，胆子这么大，别拿命当儿戏。南辰星没好气的哼道：“弟子没有把命当儿戏，只是觉得您会保下我。”江疏雨耿直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么信任我，不怕我把你坑了？不会，您是星尊。这句话成功取悦到了南辰星，他抬起大巴掌拍着江疏雨的肩膀：“好小子，不错不错，有我当年的风采，做人确实不能太畏首畏尾。之前那个白虎殿的继承人杀了就杀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百里老头去把他们的地盘掀了，他们连个屁都不敢放。记住实力为尊，你要赶紧成长起来。”是，弟子遵命。江疏雨抱拳行礼：“不知星尊，您特地来找弟子什么事？”刷，江疏雨赶紧接住了南辰星丢过来的东西，盒子里面是他的时间符箓。升阶的消息一会儿给你，材料准备好后，本尊给你找人。是。还有新任务也一起给你，尽快在修士大会开始前做完。说完后，星尊饶有兴致地看了一眼南宫寒雪三人：“你们这3个小家伙不错，刚才他们3人敢站出来，不畏惧赴宴词，可见是正直之辈。”他离开后，江疏雨的玉简就发热起来。南爷给了你什么任务啊？快让我看看。江疏雨淡淡开口：“就是到7号阵营杀点魔窟魔头，把军衔升到青文2花，就升2个花，这么简单。”百里奚不信邪，果然还有下文。可还要去阵营外的五行秘境取点五行玉。百里奚茫然地看着江疏雨，没听说过。江疏雨笑了，给他解释起来：7号阵营外面的修罗之地有许多五行之力，以前那里有一场超大战役，许多踏入3阶的五行修士在那里施展了不少法术，后来那一片地区就融合进了五行之力。哦，我明白了。百里奚一点就通，所以那里有很多五行类的妖兽。没错。江疏雨点点头。哇，我还没有见过这种妖兽呢，不知道长得好不好看，有没有美人鱼好看？应该没有吧。江疏雨哭笑不得，这丫头从来都不注意危险不危险，倒是好奇心很重。到时候咱们一起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两人一拍即合，立马定下了下一趟日程。南宫寒雪3人也有其他事情，两方便告辞了。正好百里奚现在的白文军衔最多只能去7号阵营，如果是江疏雨一个人，光是凭借亲文就可以去5号阵营了，不然去了与自身实力不相符的地方，容易丢命。一阵眩晕过后，百里奚艰难地拽着江疏雨的手，慢慢调整着。江疏雨无奈地低头轻拍着他的背，修真界也可以晕车呢，真溜。不过他倒是挺喜欢这样抱着百里奚的，软软的，还香香的。正在他浮想联翩的时候，百里奚抬起头来，对上了他的眼睛：“以后就这样安抚我好吗？”江疏雨求之不得，笑着：“好。”两人从传送阵出来后，直奔商会而去。竟然都卖得6000万灵石了，速度还真快。美滋滋地收下灵石之后，他随便看了一眼商会售卖的东西：初级金玉、沐玉、水玉，可以镶嵌在武装上，增加五行之力，看着不错呀，很适合大多数修士，就是有点贵了，10万灵石才一枚。但是这东西又是必需品，对于只有 AD 的修士来说，根本没有办法对付那些怨鬼。7号阵营有一座塔，名为五行塔，是五行术修联盟建立的，和丹塔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多数修炼之道相同的修士会凝聚在一起，组成自己的组织，这样子不仅可以取长补短，还能相互学习，相互交易资源。五行塔之中还有五行术修的房间，可以专门制作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他用不上，百里奚也用不上。二人走到了城池门口，就被守卫拦了下来。两位小修士，你们不能出去，外面太危险了。守卫是 LV54的2阶高阶修士，隔绝玉佩对他来说没用。眼看两个小家伙要出去，他肯定要拦住。前辈放心，我们可以应付，这不是放不放心的问题。外面的妖兽最少都是 LV39，你们才30出头，这不是出去找死吗？江疏雨无奈地指了一下自己的军衔，守卫看了一眼，亲闻士官。讶异了一瞬后，他又摇头：“那更不行了，你是咱们人族的天骄，可不能半路夭折了，那样就真的罪过了。”三人在这里不断交涉，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更是有一个巡逻守卫队走了过来，守卫队队长疑惑地问道：“什么情况？”那名守卫有些无奈：“上峰，两个小家伙想出去。”那名队长打量了百里奚和江疏雨，拧着眉头：“你们两个小家伙，一个 LV30，一个 LV32，怎么会想出去呢？你们的长辈怎么回事？这么放心你们的吗？”这些常年镇守边关的将士都十分负责，不希望看到人族的小牙出去送死。江疏雨无奈极了，这些人怎么就那么认死理呢？好在7号阵营的浊气不像8号阵营的那么多，目光所及之处几乎都能看见。江疏雨眼尖地发现了一个妖兽，心头暗道：来得正好。那是一个浑身是银色金属的妖兽，其眼睛由2个黄色的泥块构成。它正在城外四处游荡，距离城墙不过50米左右。唰！江疏雨立刻放出了5个亡灵傀儡，傀儡的气息令人感到胆颤，就好像面对一些强大的王级妖兽一样，让人忍不住屏住呼吸。小修士，这是你的召唤生灵？守卫忍不住发出声音来，而他话音刚落，就感到浑身置身于狂风之中。嘎吱！回应他的只有傀儡们奔跑的声音，还有那看起来随时要散架的背影。一个呼吸不到，傀儡们已经出现在了那个妖兽的旁边。不少看到这个画面的人都惊呆了，速度这么快，属性至少得上万了吧？蓝紫色的电光一闪，雷霆万钧劈下，那只妖兽当场横死，被砍成了无数块碎金属，还未掉在地上之时就被虚空吞噬。击杀 LV40修罗金兽，经验加200000，这就死了？怎么杀得这么快？眼前才一花泥，这是幻觉吗？
嘶，你掐我干嘛？废话，掐自己疼吗？几个守卫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这个小修士不过才 LV32而已，要是成长起来到了他们这个级别，岂不是更加恐怖？守卫队队长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小伙子的军衔是靠自己的真本事挣来的，而并非他所猜想的那样是长辈带着参加不少战役混来的。这么年轻就能走到这个位置，要知道他达到亲文的时候都已经 LV45了，难以想象这是个怎么样的天骄。此刻见识到这一切的人都被江疏雨的实力深深折服，哪里还会想阻拦？百里奚适时的开口：“前辈，那我们二人可以出去了吗？”“当然可以，放行。”守卫队队长一声令下，门口的守卫们便给二人让了道。进入7号阵营外的五行荒野之后，百里奚无奈地扶着额头，这些前辈也太负责了，要不是那只妖兽，我们恐怕还出不来。人族的数量毕竟比不上魔物，能减少一个损失就算一个。疏雨你说的没错，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会让我们俩出来。江疏雨笑着摸他的头，眸子眯了起来。两人漫步在这片荒野之中，周围都是五行的气息，没有什么浊气，但还是需要戴灵气口罩，因为在每一次呼吸之后，都有不同的金木水火土元素冲入他们的鼻腔，一会儿呼吸流畅，一会儿呼吸艰难，别扭不已。疏雨，还好有你这个灵气口罩，真好用，都不用刻意去买五行面纱了。我也没想到这东西在这儿也这么管用，希望不会砸了五行面纱的生意吧？别那么谦虚，要是知道的人多了，肯定会砸生意。江疏雨没再说话，抬起胳膊，用6段甲挡住了从远处袭来的荆棘球。当那荆棘球被弹开之后，朝着来处滚去。不多时，无数个荆棘球跟着飞奔来。亡灵傀儡们此时已经做好了准备，立刻飞身而上，将那些荆棘用剑斩碎。远处有一大捆藤蔓张牙舞爪，还想再继续幻化出荆棘球，傀儡们就朝着他冲了过去。藤蔓妖立马反应过来，取一根藤条支在地上，把自己用力地抛了出去。这个骚操作江疏雨看得一阵头大，怎么还会逃跑？如果傀儡的速度不快，那岂不是追不上？他丢出了探测术，很快就获得了藤蔓妖的特性，免疫木属性伤害。这个属性能克制南宫寒雪，却对他没有丝毫作用，因为他这边的魔法师什么属性都有。金克木，那就让金属类的魔法师来攻击好了。迅速判断好之后，江疏雨立马唤出了所有金类的魔法师，让他们朝着藤蔓妖攻击。咻咻咻，破空之声不断响起，技能打在藤蔓妖的身上后，立刻就化成了大片大片的金属，吸收着藤蔓的生机。击杀 LV40藤蔓妖，经验加200000。哗！鬼灵魔法师们的金属瞬间融化，连带着刚才被包裹住的藤蔓妖的身躯都变成了光点，融入在虚空之中。又没有尸体，这样他怎么用枯骨烂炸？不好玩了呀！这可是他自己能用的唯一一个群体伤害技能了，如果不能使用的话，就意味着他只能步步为营，慢慢杀过去。两人越走越远，路途上的妖兽也越来越多，但在这里遇到的人也同样更多了。有不少人专门在五行荒野之中猎杀五行妖兽，虽然火域、水域等等掉落的不多，但是值钱。只要积累的数目足够多，也是一大笔财富。而且相较于副本跟秘境来说，这些妖兽并不难杀。江疏雨索性放出了20个亡灵傀儡和20个鬼灵魔法师，两两一组，专门猎杀五行妖兽。百里奚和江疏雨牵着手漫步在这片荒野之上，倒也不觉得无聊，只是有些疑惑，怎么走了大半天了，还是没有看见魔物呢？江疏雨这回成了白晓生为他解答，这片荒原之上都是五行气息，魔气根本无法入侵，但他们一直在边缘努力蚕食，就想着有一天能把这些五行之气吞噬了。咱们已经走了不少的路程，应该还有半天就到了。修士体能都非常好，基本不会觉得累，除非经历了长时间的激烈战斗，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息才能恢复。两人默契的没有开口，静静的享受这一切的宁静。突然，江疏雨给二人重新套上了新的6段甲。百里奚挑着眉毛，你也感觉到了对吧？江疏雨淡淡点头，仔细的环绕四周，务必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此地的五行气息紊乱不少，而且地面还传来了隐隐约约的阵战声音，就好像是有一大批妖兽正从远处朝这边赶来一样。没过多久，嘈杂的声音在两人耳边响起。百里奚和江疏雨几乎同时皱起眉，严阵以待。只见一群人疯狂地向前方跑着，那模样像极了逃命之人。他奶奶的，我的运气咋就这么好，成天让我摔跟斗。别吐槽了，省点体力逃命好吧，这不是忍不住吗？走到哪儿都那么背。哎，前面还有2个修士傻站着。不少人也发现了百里奚和江疏雨呆愣愣的，都大喊起来，快逃啊，傻站着做什么？后面有兽潮，快跑！荒野之上的尘埃都被兽潮踩踏，烟尘四起，隐隐预兆着妖兽们的不安。啧，好多五行兽啊，他们这是做了什么？百里奚忍不住咂舌起来。他们没做什么，是五行秘境开启了，毕竟每次出现前都会引起五行之气的紊乱，在短时间内化形成无数的五行妖兽。因为空间之中存在妖兽暴动的干扰，所以空间法则被影响，传送符不能使用，这些人只能靠着双腿逃跑。听到这个分析后，百里奚不但不紧张，还开心地握紧了江疏雨的手。这妖巧的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因为有你，所以我们运气好。江疏雨直接把这个巧合丢给了百里奚，化身为江夸夸。百里奚对于他这样的言行有些吃不消，脸红着，疏雨，你别把什么好处都归因于我，我会信以为真的。要说运气好，也何该是因为江疏雨，只要他在，似乎就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那些逃命的人听到这话一定会吐槽，这么恐怖的兽潮怎么到了你们这就成了好事？太没良心了，呸！
你们两个小家伙怎么还在这谈情说爱的？赶紧逃命啊！咱们真没有吹牛，后面全是兽潮，起码有上千只呢。算了算了，别劝了，年轻人劝不动他们，想当亡命鸳鸯就成全他们吧。行行行，咱们先逃命吧。逃命的修士们见二人一步也不迈，索性懒得再管，反正这两个小年轻要送死，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关系。鸳鸯，百里奚就听见了这个词，心情极好的咧开嘴笑了起来，还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跟他们挥手告别。逃命加油啊！再跑快一点！那上百人都听见了这句话，一时间神情古怪，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但逃命最重要，一群人引着妖兽从二人附近擦肩而过，五行兽自然不会放不到嘴的猎物，在路上遇见的也不会漏掉。一小批从大队伍之中跑了出来，朝着二人飞奔来。江疏雨仔细打量了这些五行兽的阵仗，至少有上千只，于是他放弃了让傀儡和魔法师们休息的心思，全都放了出来。300多个召唤生灵分别提剑，举着法杖，朝着金兽、火兽、木兽、水兽、土兽攻击而去。各色的技能映照在天空之上，让人在恍惚间产生看到极光的错觉。真美，百里奚喃喃自语。不论看到多少次这样的画面，都不觉得厌烦枯燥。在魔法师的帮助下，傀儡们不需要动用技能，2-3剑就能带走一只妖兽，1分钟完全可以解决掉200多只妖兽。嗡！电钻般打磨地面的震战声突然响彻在整个大地之上，遥遥地从后方追到兽巢这边。而整个战场之上，五行之气的暴动越发明显，就算戴着灵气口罩都没有办法全部净化干净。嘶！五行妖兽全都听见了这个声音，立马停下攻击和追逐的脚步，回头张望着一个地方嘶鸣起来。那声音跟指甲刮着黑板的声音差不多，让人听了心里发毛，背后生出一股恶寒来。眼看着鬼灵魔法师们都没办法再使用魔法，只有闪电和光影专修的魔法师还能使出一点，但都被紊乱的空气所打散。五行王出来了，还真有点棘手，得出手了。百里奚此时趴在江疏雨的怀中，右耳贴在他的胸腔之上，他熟练地用大手盖住了他的另一只耳朵，为他减缓那种难受之感。哗！影子发出了奇特的水声，从地面之上钻了出来，而且比江疏雨之前召唤出来的所有影子还要更加灵动。江疏雨目光所及之处，还有他未曾看见的后方的所有妖兽，此刻都被自己的影子牵制住。那些让人听了心底发毛的声音，顿时减弱了不少，分贝几乎快趋近于20了。江疏雨满意的暗自点头，杀了。亡灵傀儡得令后，严格贯彻落实令行禁止的制度，朝着被控制住的五行兽们杀去。剑刃一落一个准，眨眼间清理掉了大半的妖兽。之前还想着追杀人族的五行兽们全都调转了方向，朝着傀儡们冲了过去。然他们的速度太过缓慢，还没等他们迈出几步，傀儡们已经把想要包围住江疏雨的那些五行兽给处理干净，朝着他们杀来。在速度被控制的劣势之下，他们也只能送死。原本还在逃命的修士都顿住了脚步，呆呆地看向后方的场景。五行兽们的速度缓慢无比，傀儡们的速度像是按了加速键一样。江疏雨怀抱美人，悠哉悠哉地看着这一幕。呸！拒绝狗粮！可恶！我们遇到兽潮就逃命，年轻小修士却带着一大堆召唤生灵砍瓜切菜，还带着姑娘看戏。别酸了，人家的召唤生灵确实厉害，还有控制兽潮的那些影子，光是这一手就强过我们太多了。刚才还以为那2个小修士会送死，没想到是我迂腐了，真是后生可畏，前浪死在沙滩上。也不知道这2个年轻小修士从哪里冒出来的，简直太厉害了。管他年轻不年轻，能救我小命的都是我大哥。刚刚一直开着技能加速跑，累死爷了。有不少人直接瘫坐在地上休息起来。几分钟过后，数千只五行兽已经消失了，融入了虚空之中。整个荒野上只剩下了来自于遥远之地的五行王的嗡声，而且还弱了许多。但荒野中的五行之气依旧在暴乱状态，江疏雨干脆利落地把吃瓜群众鬼灵魔法师们收了起来。反正也帮不上什么忙，还不如在芥子空间中恢复到最佳状态。江疏雨把大掌从百里奚的耳边挪开，轻声道：西西已经不刺耳了。百里奚长舒一口气，刚刚难受死人了，这些五行兽怎么会发出这样的怪声音？江疏雨看着他幽怨的表情，忍不住笑起来。他倒是希望这样的事情多来上几次，这样才能光明正大的抱百里奚。2人跟在亡灵傀儡们身后，朝着五行王声音的来源处走去。五行玉是此行的目标，拥有完整的五行之力，属于 LV50以上修士使用的终极物品，比火玉之类的单系物品还要珍贵不少。2人走了几公里后，就看见了十分绚烂的场景，比刚才的技能轰击更像极光。金色、绿色、蓝色、红色和霓黄色的光线在2人周围游走，甚至连天空都染上了5色的光芒。可是越美丽的东西越是致命。百里奚双眼逐渐无神起来，似乎陷入了某种幻境。弟弟你快跑！百里奚眼前的场景变成了他和江疏雨在森林之中过夜的时候，也是2人第一次正式相识的场景。他的记忆也回到了那天，那3个讨厌鬼追了上来，他赶紧把江疏雨推开，让他逃跑。可惜那3人抱着斩草除根的想法，一根箭直接朝着江疏雨被推开的方向射去。噗！血线冲天上，百里奚懊悔不已。早知道这样，他就不来找这个让自己感兴趣的家伙了，还白白害了一条性命。场景变换，他带着江疏雨到了蛇人族副本。在亡灵傀儡吸引蛇人注意力的时候，众人庆幸不已。就在一行人正准备往食道上走的时候，引走蛇人群的一个傀儡突然变成了江疏雨。
还没有隐遁和6段甲的江疏雨防御力低的不能再低，马上就被淹没在了蛇人之中。不要，小江，对不起，我不该带你来的。眼前的场景再次变化，是上一次魔窟偷袭9号阵营的时候，他站在城墙之上，眼睁睁看着江疏雨身上的6段甲被打碎，魔气侵蚀了他，将他的生机侵蚀殆尽。定魔司南把江疏雨接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城墙上奄奄一息，不管多少一休还是法修的技能都没有办法将他救回来。疏雨，你不要睡，坚持住。豆大的泪珠滴落在江疏雨闭上眸子的脸庞上，但那人怎么都不醒，让他的心中空落落的。疏雨，我喜欢你。百里奚突然懊悔起来，自己为什么不好好历练磨练自身的实力。5行荒野。江疏雨听到百里奚的低声呢喃，还有脸上止不住的泪腺，慌了神。他哪里还不明白，这丫头陷入了幻境之中，她的精神力强大，自然不受影响。但是杀手刺客类的修士，精神力都脆弱得很，最容易受到精神上的控制和干扰。不过看到他的神情，他还是忍不住动容起来。可江疏雨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唤醒他，只好将他拥入怀中，不断的抚摸他的头，在他耳边低声唤着：西西，我在这里。西西，醒来好不好？你陷入了幻境。西西。这是江疏雨第一次如此失态，美人的泪珠不断拨动着他的心弦，让他担忧。理智逐渐失控的江疏雨拧着眉头，完全没有注意到一道流光从天空中划过，咚，一块金属被石头和冰晶包裹，朝着江疏雨砸了过来。虽然6段甲的防御力高，但也抵不住这么大的冲击力，惯性作用下，他还是抱着百里奚向前踉跄了几步，没有做好准备，任凭谁被这么一砸都会呆愣一瞬。百里奚在他怀中跟着向后退去，被江疏雨踉跄的脚步一带，不慎倒在了地上。包裹着6段甲的脑袋感受到了冲击，百里奚醒了过来，双眼迷茫地看着眼前十分靠近的一张脸，嘴唇上传来温凉的触感，耳边都是砰砰砰的心跳声。江疏雨也呆住了，他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赶紧慌张地伸手撑住地面，想要爬起来。对不起，不是有意冒犯的，刚才有一道攻击把我打趴下了。他慌忙解释起来，但百里奚却伸出了双手，将他的头抱住，抬起头再度吻了上去。蜻蜓点水很快过去，百里奚垂着眸子，脸蛋染上了红霞。能见到你真好，你没事真好，疏雨。江疏雨的呼吸一滞，这是他两世为人以来第一次恋爱，大脑瞬间充血，让他的理智不复存在。他傻了一瞬后，赶紧起身躲避开百里奚的眼神。噗嗤，耳边传来清脆灵动的笑声，让他的耳根更红了。噗，这次传来的不是笑声了，而是漫天的金属箭雨。江疏雨立马反应过来，让亡灵傀儡们冲上去斩掉那些箭。箭雨的速度太快，傀儡们的箭并不能把他们劈开，反而还被强烈的冲击给弹飞了，受了点伤。攻击力竟然这么强，他没有留手，立马释放了影子纠缠，天空之上的极光瞬间消失，在原地凝结成了各种五行兽。上！一声令下，傀儡们都提剑冲了上去。10几分钟过后，此地的五行兽们全都被解决了，秘境的入口出现在了2人眼前。秘境和副本不一样，只要进入了就会随机传送到一个地方，这也就意味着所有人都有可能在秘境中碰面。为了争夺物资，在秘境之中互相抢夺是常有的事情。五行秘境之中最出名的宝物就是五行玉了。五行玉是铸造最精良的绿级武装所需要的材料，是 LV50到 LV71的必需品。最便宜的绿级武器需要500万灵石，但最贵的甚至需要10亿。五行玉所铸造出来的武装就属于最贵的这个行列。但对于江疏雨而言，这个东西是给时间符箓升阶的必备物品。秘境入口一面银白的水镜，再怎么看也看不出别的信息来。江疏雨直接收起了傀儡，带着百里奚走了进去。一晃眼，2人周围的场景就变成了2人高的绿叶墙壁，和江疏雨以前见过的迷宫如出一辙。这些草木之中还夹杂着火的气息，让人不难猜到其中的攻击可能除了木还有火。江疏雨知道走出迷宫最好最快的方法就是派出亡灵傀儡整理出地图来。230个亡灵傀儡全都放了出去，从不同的通道离开，漫无目的的向前飞奔。不多时，整个迷宫的地形渐渐地映入了他的脑海之中。疏雨，我们这是要做什么？在这里等着就好了，傀儡们会探路的。说到这个，你到底在幻境中看到了什么？百里奚红着脸低下头把玩起自己的手指来。这是我的秘密，才不告诉你呢。好吧，既然你不愿意告诉我也没关系，但是你要记得我一直在你身边。好。江疏雨拉着他坐在了地上，等待傀儡们的消息。他试图让傀儡直接将迷宫斩碎，但那些绿植很快就会恢复为原状。他还让傀儡直接爬到迷宫墙上，但植物墙上像沼泽一般，傀儡根本站不稳。于是他只能采用最笨的办法，记录下死路，然后再将亡灵傀儡派到其他地方去。2人休息了好一会儿后，江疏雨突然站起身来，向百里奚伸出了手。走吧，我们可以出去了。百里晨曦顺势站了起来，这也太棒了吧！你的傀儡还真是万能。不少亡灵傀儡都汇集到了正确出口，刚踏出一步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水兽，它的身上好像覆盖着保鲜膜，身体之中还能看见一些果子。水兽愤怒地看着这些影响它用餐的存在，肉眼可见的身躯气得发抖，水波纹荡漾开来。嘶！它发出了沙哑难听的嘶鸣声，朝着这些没有礼貌的出现宣战。堪比天高的水浪凭空出现，在它的背后张牙舞爪，还响起了哗啦声和咔咔的冰晶凝结声。江疏雨猜不透对方到底是想用水浪把傀儡冲走，还是要用冰晶直接攻击，便直接把傀儡们都收了起来。他抽出一缕精神力，得到了反馈。LV44水兽将军级，
攻击、精神和防御虽然都破万，但依旧在傀儡之下，而且速度为零。定睛一看，原来水兽的底下竟然是一座小水潭，他吃的果子正是水潭周边的树上所结。这还是他第一次遇见被困在原地的妖兽呢。噗！冰晶全部成型，凝结之后对着江疏雨冲了过来。江疏雨立马召唤出亡灵傀儡，他们出现在冰晶的周围，举着剑直接对着砍了下去。可惜水兽有艾迪减防一半的效果，冰晶被斩断的场景并没有那么壮观，而是有些尴尬的在半空中被切了好几次才碎掉。但这毫不影响他的计划，数十只傀儡出现在了水兽的背后，朝着他切去，薄膜破碎，不少水流从水兽的躯体中喷流而出。唰！突然一阵海浪从天而降，如瀑布将傀儡们砸摔在地上。赖皮！江疏雨默默吐槽着，就见不少冰晶环绕在水兽的身边，想偷袭都没有办法。瀑布全然没有消失的迹象，还在继续冲刷着。百里奚直接取出了一个小型飞行法器，二人就坐在半空中，看着周围被水淹没。傀儡们都回到了芥子空间。疏雨，这些水不会进迷宫。我相信你。百里奚直接运转着飞行法器推进了迷宫之中，迷宫出口和外界之间有一道结界，被水浪不断撞击着。大概1分钟过后，一切都归于平静，而之前让傀儡们偷袭的地方全都修复好了。这怎么打？百里奚苦着小脸，他没想到这个妖兽这么强。你先在迷宫里待着，等我消息。好，没问题。尽管在幻境中经历了好几次死别，但百里奚依旧无条件的相信他。江疏雨朝着水兽冲了过去，同时召唤出了傀儡，出现在他身旁发起攻击。水兽一如既往的用海浪将傀儡冲刷走。江疏雨现在全身防御上上下下加起来也有10万了，还是咬着牙要赌一把。果然，他平安穿过了瀑布，瀑布之后什么都没有，他将傀儡们全都收了起来，又在他眼前放出。几百剑下去，水兽的身躯变得残缺起来，像一只摔碎的果冻。瀑布消失，朝着他倒流回去，但被修补的地方还是有很多凹陷了下去。按照能量守恒定律，没修补完全的地方应该是落入了大地之中。看来只要一直攻击下去，就一定能把它搞定。江疏雨的嘴角弯了起来，他赌赢了。水兽继续凝结冰晶出来攻击，傀儡们一件件的将冰晶砍碎。眼看他又要释放出海浪瀑布，江疏雨把傀儡们都收了起来。如此循环往复许多次，江疏雨让水系魔法师们丢出火球，把水潭彻底捣毁，让水兽无法修复。击杀 LV44水兽，将军级，经验加2000000，获得水域星号10。看到江疏雨击杀成功，百里奚直接从迷宫中走了出来。天哪，10个呢，可以卖100万灵石了呢。江疏雨点头笑着，收获不错。整个秘境之中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两人观察起四周来，五行之气好像稳定了很多。江疏雨推测道，应该是呼吸都顺畅多了呢。百里奚肯定的点头，你快试试魔法师能不能稳定的使用技能。目前只多了会木魔法的可以，穿过迷宫是火，击杀水兽是木，竟然是5行相生的顺序相互影响的。江疏雨不得不佩服游戏策划对五行感兴趣，否则他还真的没有一点头绪。这样看来，接下来我们遇到的难题就跟金、水、土有关了。百里奚的眼睛发出亮光，既然知道了，就可以提前做防范了。江疏雨摸着百里奚的头，分析道，没错，接下来我们会遇到火兽、土兽、金兽。两人继续前行，越走越热，前方开始出现了桦树，不少泥土都是黑色的，其中还镶嵌着石块，感觉越来越像火山地带了。不知道走了多久，两人才穿过一片丛林。百里奚突然伸手拍了一下江疏雨，疏雨，你快看啊，那是不是火山啊？感觉红色的岩浆好热，你说火兽会不会在里面？江疏雨感觉到火山的生命气息还很旺盛，不由得皱起眉头。这座火山给他的感觉更像是一尊妖兽，而他们脚下的这段路途更像是通向死亡的道路。百里奚拉着他的手跑上前，左看右看，还试图用风卷起小火苗来玩耍。到了后来，甚至直接用包裹着6段甲的手捧起小火苗来观察。疏雨，你的6段甲真好用，竟然不怕烫。就这样，江疏雨欣赏着少女一路上跑跑跳跳，两人漫步到了山脚下。哗，那座火山的火焰更加旺盛了，两团黑色的不规则火山岩左右移动着，分明是眼睛啊！火山长出眼睛来了，真有意思。说完，百里奚才觉得不大对劲。疏雨，这不会就是火兽吧？江疏雨无奈的笑着点头，应该没错了。这也太大了吧，我们怎么打啊？我先看看再说。LV44火兽将军级的攻击速度都为0，只有精神力和防御值都在2万以上，只会魔法攻击，受到物理攻击都是减半的。傀儡们还能用，不错，这下就不用担心了。230个亡灵傀儡被放了出来，直接散布在整座火山之上，提剑就砍。火山岩凝聚成的眼睛突然睁大，愤怒地看着这些在自己身上撒野的生物。哗，整个火山之上流出了不少熔浆，想要把这些侵犯者烫死。这些熔浆刚接触到傀儡，傀儡身上就都出现了紫色的一个光球，隐遁减少魔法伤害的必备利器。这样一来，傀儡们根本就不怕这个攻击，可以硬扛着再多砍几刀。如果遇到的是土兽和金兽就方便多了，刚好他手里的魔法师可以用木属性和火属性。面对免疫火伤害的火兽，江疏雨根本毫无办法。不对，光影与闪电的魔法师好像并不受影响，只是发挥不稳定而已。既然如此，江疏雨把这几种魔法师都召唤了出来，命令他们丢出技能攻击火兽。嘶！火山发出嘶鸣声，二人的惊喜浮现在了脸上。凑效了！
虽然20多个魔法师的攻击时不时的就会断一下，但是只要能攻击就好，可以减缓傀儡的压力。影盾不断减弱着火山的攻击，傀儡们如入无人之境。江疏宇和百里奚二人在6段甲的保护下也毫发无伤。只要没有控制技能，江疏宇就能确保迅速解决掉妖兽。整座火山开始冒起了黑烟，熄火了。死！也许是感受到自己即将死去，火山再度发出嘶鸣，黑烟之中开始窜出火星来，整座火山都在震动。2个巨大的火山岩眼睛索性闭了起来，覆盖上了火花。砰！震耳发聩的爆炸声响起，江疏宇赶紧捂住了百里奚的耳朵。砰砰砰！接连的爆炸声响起，整个火山地带全都充斥着暴躁的意味。无数火山岩从地底被炸了出来，弹飞在空中。自爆！江疏宇有些好笑地看着这座巨大的火山，即便自爆又如何？且不说影盾对其技能的减弱效果，就是江疏宇和百里奚的防御，火兽都无法破开。击杀 LV44火兽，将军级，经验加2000000，获得火域星号时。火兽自爆之后，巨大的火山不复存在，整个火山地带只有沉默的火山岩在地面上躺着。五行之气又稳定了许多，不再像之前那么暴乱。现在会土系魔法的魔法师都可以使用技能了。不知道下一个我们遇到的是土还是金？百里奚拉着他的手晃起来，猜想着，边走边看吧，我也不太确定。好。秘境入口，一群身上穿着青花瓷纹路的修士出现在这里，5个人有3个术修，2个法修，搭配中规中矩。如果有人在这里，一定能认出他们就是清代大陆之人。天哪，我们找了这么多天的秘境，终于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说的就是这个情景吧？我感动得快要哭了。等等，我感觉有些不对劲。记载当中说5行秘境的入口附近全是5行兽，可是这里安静的可怕。你这么一说，还真是。4个小组成员都疑惑地打量起四周，怎么跟他们所知的不一样？此时，领队林向鱼说话了，已经有人抢先一步了。什么？领队，那我们还不快进去？其余人都惊了，突然担忧起来，到时候宝物被别人先拿到了就不好了。林向鱼却摇摇头笑道：“你们没感觉到入口附近还有战斗残留的气息吗？我们不着急，可以慢慢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前面的人把整个秘境之中的麻烦清理掉之后，再把 BOSS 打得半残。”剩下的他没再说下去，几人已经露出了会心的笑容。还是领队聪明，这样我们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而且还能把那些受伤的人全部解决掉。5人被一起传送到了迷宫中的其他地点，和江疏宇他们之前到的地方完全不一样，但也在迷宫之中。一个法修丢出了技能，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眼底有流光溢彩。领队，出口在这边。江疏宇2人来到了一片稻田之中，偶尔还有蝉鸣声响起，让人想起故事的小黄花。许多泥色的只有1根手指大小的小人儿正在稻田之中上蹿下跳，玩得不亦乐乎，不时还会发出啾啾声。我感觉这些小人就是土兽了，可是这也太可爱了吧，让人怎么下得去手？百里奚快要被这些小人萌化了。江疏宇仔细看去，这些小人手里抱着拇指大小的锄头，似乎是在松土。这番平和的景象，任谁看了都不忍心打破吧。2人又向前走了一步，突然一片铃铛声连番响起。江疏宇这才发现2人身旁的树上都挂着铃铛，2人脚下是一根红绳，应该是那些小人做的陷阱了。百里奚和江疏宇突然有一种罪恶感，自己好像闯入和平村庄中的一个混蛋巨人，在入侵的时候不小心惊扰了质朴的村民们。哎呀，糟了，惊扰到他们了。百里奚突然有些懊悔。小泥人们齐刷刷地看了过来，目光戒备。待看清2人之时，整片稻田之上狂风大作，小泥人们全都朝一个方向同时飞起，用脚趾头都能猜到他们要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巨大妖兽。江疏宇立刻释放技能，影子纠缠，无数道影子从土壤之中钻了出来，朝着小泥人们飞去。他们融合的速度肉眼可见的瞬间慢上不少，落在地上的小锄头们也不甘示弱，迅速汇集到了一起，在稻田中蜿蜒而行，飞到了小泥人们的脚下。如此一来，地面上的影子受到干扰，影子们生成的速度也慢了许多。无数金属从泥人的脚下蔓延上去，脚上的铠甲逐渐成型，而后便是膝盖、髋骨、腰腹、胳膊、头。小泥人们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凝聚在一起，一双金色的眼睛牢牢地盯住2人。竟然能干扰我的技能，但土兽明显还没成型。江疏宇突然眼前一亮，和百里奚对视，异口同声：金兽。为了肯定猜想，他立马丢出了探测术。果然，土兽和金兽都凝聚在了一起，土兽为核心，金兽化为了眼睛和铠甲。LV46土金兽，将军级，物理攻击为0，速度只有几千而已，但精神力和防御都在24000以上。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亡灵傀儡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对付，但对方的属性依旧可以减半物理伤害，而且还免疫土和金系列魔法伤害，真是天助我也，刚好可以用土系和火系。江疏宇淡然开口，看着土金兽缓慢地抬起手。轰隆，大地震颤，江疏宇都差点站不稳，摇摇晃晃的。2人脚下的土地莫名高了许多，还有无数的土刺冲天起。2人赶紧相互扶住，向后方退去，站在了树木之上。江疏宇直接召唤出了傀儡和魔法师们进行攻击。重新套上了6段甲后，江疏宇盯着对面的妖兽，饶有意味地看着地面上的影子。影子纠缠，出！在影子的帮助下，傀儡和魔法师的攻击都变得容易许多。可是土金兽的点石成金是完完全全的控制技能，只要有召唤生灵被选中，就会在原地化为一块金，无法收回。但江疏宇这一方现在数量多，而且速度快，
不多时，已经有傀儡爬满了土金兽的身躯，不断挥剑朝他砍去。魔法师们也用火焰灼烧着外面的铠甲，在铠甲融化的瞬间，水系魔法朝着缝隙的泥土冲去。如此一来，里面的泥人身躯近乎散架，而外面的金属铠甲也没有好上多少。几分钟后，土金兽发怒了，释放出了他们结合的技能凝土晶。整片稻田没有被破坏的地方，泥土全都朝着小泥人飞来，而金属也再次覆盖上泥土。眼看着妖兽即将修复好，江疏雨拧着眉头思考起来，如果一直会修复的话，那得耗费多少时间才能将对方打死？土金兽结合体，对了，直接把它们分开不就好了？江疏雨有些无语，自己竟然没有想到这个关节点，想了就做。魂火已经飞出，金属眼睛上面蓝光一闪，嘶！江疏雨早就取出了棉花，塞在二人的耳朵里，丝毫不受影响。技能被干扰，妖兽无法修复，叮叮当当，一片声音继续敲打着。击杀 LV46土金兽，将军级，经验加230000，获得土域星号石、金域星号石。地面上被化为金子的傀儡们瞬间恢复过来，整片空间之中的五行之气稳定下来，不再暴动。这下所有魔法师都不会受到干扰了。兵贵神速，时刻准备好打仗。江疏雨立即将他们全都收了起来，在芥子空间中好好休养。还是小泥人好看，土金兽一点都不可爱。百里奚吐槽起来，幸好疏雨你聪明，打断了土金兽的最后一个技能，不然还不知道要鏖战多久呢。哈哈，江疏雨摸着他的头，接下来就是五行王了，可能会比较难对付。百里奚无奈的抬手摸着他的手，对你而言难对付就是一瞬间杀死和需要一会儿才能杀死的区别罢了，谦虚过头就是骄傲喽。哈哈，江疏雨还是第一次笑得这么爽朗，西西，你真可爱。两人携手穿过了这一片被毁掉的稻田，就走到了一片悬崖边，两头都是悬崖，中间只有一桥相接。百里奚看着悬崖底下的呼啸风声，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看到他这般模样，江疏雨有些好奇，西西，你怕高吗？倒也不怕，就是感觉有点冷。江疏雨傻眼了，穿着6段甲还会感觉冷？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从虚空收纳玉中取出了一个毛绒斗篷，披在了他的身上，暖和多了。谢谢疏雨，你待会儿可要牢牢牵住我的手，不许放哦。好。百里奚胆战心惊地跟着他，踩过了这一条有不少缝隙的桥。呼，吓死我了，还以为会有什么妖兽突然从底下飞上来吃掉我们。江疏雨哭笑不得，原来你担心的是这个。放心吧，就算有地化，我也会第一时间把你抛到悬崖之上。那你怎么办？百里奚懵了，我的防御这么强，你还用担心吗？两人到达另一端的悬崖之后，便看到了一片森林，这片森林和谐无比，还不时有鸟雀鸣叫。江疏雨刚想派出傀儡们出去探路，一道金色的路凭空出现，朝着二人蔓延而来。百里奚看着脚边的这条路，犹豫起来。没事，走吧。他立马跟着江疏雨踏上这条路，不知道转过了多少弯，路也越来越宽，直到二人来到了一个黄金宫。黄金宫门口是一个漂亮的小男孩，五行王竟然是一个小孩子。百里奚惊呼出声，长得还这么漂亮。江疏雨扶着额头，无奈道：西西，人家不是小孩子了，恐怕几千岁都有了。至于漂亮，你要不要看看我？噗嗤，疏雨最漂亮了。好家伙，长这么大以来还是第一次出卖色相。算了，只要能哄个媳妇儿回去，出卖一下色相又怎么样？他在心中肯定的给自己点了个赞。而亡灵傀儡们已经冲了上去，魔法师们紧随其后。嗡！漂亮小男孩张开口，嗡鸣声响起，是要穿透敌人的耳膜。可惜傀儡和魔法师都不受这个精神攻击的影响，小男孩茫然的眨着眼睛，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并不影响他改变攻击方式。他左手一招，所有五行之气汇聚成5条光线，朝着傀儡们横劈而来。傀儡们都被打退了一步，又继续向前冲去。LV48五行王，王级妖兽的力量、精神和防御都是24000，比傀儡还要差4000，速度很慢，不过6000而已。但它的天然特性可以免疫掉一半的 AD 和 AP， 又是个需要以量取胜的主，确实比较棘手，而且还是自己距今为止遇到的最强妖兽。已经走到这里了，他必须赢。傀儡们又冲到了他身边，还没举起剑，四周的五行之力竟然全都汇聚在一起，形成了5色光球。嘣！风驰电掣，说时迟那时快，无数的爆炸突然出现。砰！冲在最前方的20多个傀儡们摔倒在地，身上出现了斑斑点点的裂纹。江疏雨非常不理解地皱起眉头，傀儡的防御这么高，怎么还会受这样的重伤？难道在减弱攻击的同时，还会增强他的自身攻击吗？应该只有这个可能了。眼看傀儡们还在持续受伤中，江疏雨赶紧把躺在地上的这一批收回了芥子空间，顺势放出了影子纠缠，让影子困住五行王。傀儡们轻车熟路地抓住时机，举剑施展雷霆万钧。死！五行王发出嘶吼声，不会口吐人言的他再度施展技能，抬起左手，召唤所有的五行之气凝聚成5光球。嘣嘣嘣！连着3个爆炸，炸掉了3圈的傀儡，60多个傀儡全部受了重伤。魂火一出，牵制住五行王的同时，傀儡们全都收了起来。漫天的魔法落在了五行王的身上。死！眼看漂亮小男孩甩了一下头，目光恶狠狠地瞪住江疏雨二人。他现在已经明白了，傀儡和魔法师都是由他们操纵的，所以要解决掉眼前密密麻麻的敌人，只要攻击那2个人就好。金木水火土各自凝聚成了不同的球体，巨大无比，半径就有1人高。金属、草木、水流、火焰、土石在原地翻滚。五行王忍着魂魄被灼烧的疼痛，注视着目标。5个光球飞了起来，
朝着两人袭击而去。傀儡们纷纷挡在江疏雨身前，一批两批，他们倒下的同时就被收回了芥子空间。江疏雨突然觉得自己轻敌了，还有星尊也太相信自己了，没想到五行王这么难打。其实想要击杀五行王已经出了一套攻略，修士们这么多年来的探索可不是白费的，只要在阵营中随便抓个老兵问问，都能得到答案。他是第一个直接硬刚的。刚才那片地带火花也太多了，到处乱飞，一点都不受控制，真气人。唯一的优点就是有人已经把火兽给解决掉了，不然我们不知道还要费多少功夫呢。可是刚才那一关也没好多少啊，地面上全是地刺，还那么高，搞得我们像是翻山越岭一样。咱们别占了便宜，还要卖乖了，都少说几句吧。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五行王。林向鱼摘掉脑袋上的树叶，扒开了一个粗大的树枝，到了。其他队员这才停止了抱怨，看向前方。领队，已经有人在打了，我们是不是该出手抢夺？对，我们得让对方停手。让对方停手？是不是笨啊？一起打死不就完了？林向鱼拍了一下那两人的脑袋，回头看向一个魔法师，快用石化魔法阵控制住他们。好的，领队。一个一路上一直沉默的女子轻轻点头，翻开魔法书，嘴里念起了咒语。叮！江疏雨和百里奚的头顶立马出现了5个白色的石膏柱子，正在缓缓下落。石柱的正中心是一颗黄色的星星，正在闪烁着。空气之中的土元素大半都被号召起来，朝着星星汇聚。百里奚骇然抬头，下一瞬就看向了林向鱼几人的所在之处。身为杀手，他对别人的气息最为敏感。他立马跑上前去，拉住了江疏雨的胳膊，有些焦急。疏雨，我们的斜后方有人偷袭。话音刚落，那5个石柱就加快了速度，朝着两人周围轰下。几乎没有一个 LV30以下的修士可以扛得住石化魔法阵的威力，只要被石化，就会被吸收精神力，最终导致精神崩溃，生机消散。但很可惜，几人遇到的江疏雨是例外。江疏雨不屑地抬头看着这些石柱，身上的6段甲发出暗芒。他取出换了香玉刃的运魂剑，飞身而上。哼，不自量力！林向鱼看着这一幕，嘲讽地笑起来。领队说的没错，这人就是以卵击。一个射手还没说完话，就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是什么怪物？只见江疏雨已经把2个石柱给劈开了，速度极快，正朝着下一个石柱飞去。咕噜，这个剑修也太可怕了，伤害竟然这么高，可以直接破坏魔法阵。要知道，现在他们都是 LV48的2阶修士，就算是同级修士也没有办法硬接下这一招。在劈碎石柱的同时，江疏雨已经瞥见了几人的等级。LV48是来给我送助攻的吗？那我就收下了。他立马把芥子空间中恢复了一小半的傀儡们全都放了出来。嘎吱嘎吱，林向鱼几人慌了神，没听说过五行王还能召唤幽冥系生灵的啊！这东西也太阴森了，五行王怎么培养出了这么个玩意儿？林向鱼气得按住太阳穴，笨蛋，这肯定是那2个人召唤出来的啊！对面这么多召唤生灵，他们唯一的应对之法也只有跑。一行5人转身就跑，可是江疏雨怎么可能会放过到嘴的鸭子呢？5道影子从他们的身后潜伏而出，牢牢抓住了他们，开始攀爬。这是什么鬼东西？他们当中的净化牧师立马反应过来，施展出净化技能。只见他高举法杖，一道白色的光圈从5人身上分别流窜而过，将5人身上的影子全都打散。与此同时，亡灵傀儡们已经杀到了5人背后。当然，他们的目标始终只有2个：净化牧师和预言家。影子纠缠一旦被干扰，效率就会低很多，必须先对法修下手。2个法修的技能被后发先知的魔法打断，傀儡的剑已经落下。啊！30个傀儡攻击背后毫无后盾的法修必然渐渐致命。在这个间隙之中，江疏雨也不忘给5人重新施加影子纠缠。林向鱼面色难看，刚刚如此紧急还被牵制的情况下，他根本没有办法来得及救。法修，他直接取出了一瓶药水，喝了下去，影子消散于空中，然后又取出3瓶药，朝着另外3个队友丢去。净化牧师已经死了，但预言家还有一个时光回溯技能，恢复到了满血状态。眼看傀儡们已经盯上了他们，林向鱼立刻做出判断，指挥起来，结阵。4人站好自己的位置之后，林向鱼的护盾笼罩住了4人，挡住了傀儡们的剑和无数魔法。这个技能是2阶遁世就会觉醒的技能，你可以吗？还不等江疏雨点头，百里奚就笑眯眯的点头，自问自答，当然可以。江疏雨还能说什么呢？只能笑笑了。他再次施展影子纠缠，却根本没有效果。他拧起眉头，分析起来。看来上一次能够杀荆州，完全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亚洲级副本的限制，所以没有办法取出净化药水。而且他们还没踏入2阶，实力跟这批人差距比较大，是要费一些功夫，但结局已经注定了。刚才他在摧毁石柱的时候，可是累出了一身的汗。如果不是因为他实力强，恐怕早就被魔法阵收拾了，化为枯骨。对方既然已经起了杀心，他就不会再仁慈，毕竟对待敌人仁慈。林向鱼苦苦支撑着结界运行，额角流下汗来。可恶，这也太强了吧！此时他已经有些后悔偷袭对方了，对方完全可以在对付五行王的空档抽出手来对付他们一行人，实力绝对不简单。魔法师和射手也试图攻击过，但他们的技能到了傀儡身上，完全可以用肉包子打狗来形容。领队，实在太棘手了，我们应该怎么做？是啊，领队，我们的攻击根本不奏效，要么刚出结界就被魔法打断，要么丢在召唤生灵的身上，毫无反应。林向鱼眯起眼睛，迅速思考起来。最后他还是不甘心地吐出几个字：逃吧。逃！另外3人都愣住了，
几人一起组队多年，从来没听过林向鱼说头。尽管他们心中也是这么想的，但在这一瞬间还是都惊住了。骄傲的林向鱼艰难地低下头来，对，阿水都死了，难不成要让我们所有人都死掉才行吗？在生命面前，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就在几人下定决心之时，江疏雨与百里奚联袂而至。江疏雨缓缓抬起手来，两指向前一指，啊！预言家瞬间抱住头跪了下去，疼，好疼啊！没有了治疗术的支撑，林向鱼突然压力山大，结界所受到的攻击全都被他硬扛下来，内脏那叫一个翻江倒海。预言家赶紧给自己施加了一个治疗术，才缓过神来。第二道魂火又被打到了他的脑海之中。啊！二次灵魂灼烧的痛苦完全不亚于二次烫伤，预言家疼的眼泪都哭出来了。魔法师和射手赶紧朝着江疏雨丢出技能，想要打断他，但是江疏雨的10万防御力哪里是他们能破的？江疏雨嘴角噙着笑意，完全无视了两人的攻击，继续和预言家拉扯。如此反复4次下来，预言家已经透支了所有的生命力，目光空洞地注视着天空，躺在地上，神情痛苦。再次少了一个法修之后，林向鱼再也不能承受这么巨大的损失，结界的基础防御值也低了不少。跑！林向鱼吼出这一个字后，一个爆炸声响起，他被爆炸波及，向前摔到了地上，整个大脑都被耳鸣所控制。嗡！他不敢置信地慢慢转过头去，死了！他的鼻子发酸，他结伴多年的队友全都死了，那么接下来就轮到他了。他控制不住浑身发抖，迅速爬了起来。眼看傀儡的剑就要朝自己劈下，他下意识地放出了极致防守技能，整个护盾包裹住他。他仓皇地从虚空收纳玉中取出好几瓶红药，一口接着一口给自己灌下去，朝着一个方向逃跑。傀儡们跟江疏雨的距离不能超过2.5公里，再加上林向鱼几人跟他的距离本来就远，对方逃了几百米后就没有办法再追了。扛着他们回来吧！傀儡们得了命令，捡起了地上剩余的3个尸体跑了回来。眼看距离差不多了，那3人被丢到了高空中，朝着战斗之中的五行王落去。还没注意到这个变故的五行王活生生挨了3次爆炸，他疼得惨叫起来，2条手还有胸腔都被炸没了，露出里面金色的躯体来。如果刚才那个林向鱼没有逃跑的话，五行王此刻估计已经死了。五行王此时都惨成这个模样了，江疏雨当机立断，魂火此时不出更待何时？在一轮乱剑和魔法合力攻击之下，重伤的五行王哪里还有什么力气可以反击？击杀 LV48五行王，王级妖兽，经验加240000，获得五行玉星号5枚。疏雨，你的运气也太好了吧！百里奚开心地蹦了起来，他记得江疏雨在路上跟他说过，一般情况下只能拿到2-3枚而已。我也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好。江疏雨收起了五行玉，正好星尊那边只需要1枚，其他的他就不客气了。五行王死后，躯体之中的五行之气全部溢散而出，融入在了空气之中。砰！一道闷声响起，整个秘境消失不见。二人依旧站在原地，周围已经变成了五行荒野。傀儡和魔法师们迷茫地站在荒野之上，江疏雨把他们全都收了起来。这一场硬仗他们打得也挺辛苦的，受了不小的伤。糟了！百里奚突然小脸拧巴了起来。怎么了？江疏雨不明所以，看着他，刚才还没把那些人身上的武装给扒下来呢，应该值不少钱。听说清代大陆的修士都蛮有钱的。听完这番解释，江疏雨更是一头雾水。西西，你怎么突然这么节约了？你缺灵石了吗？哎呀，笨蛋，我是不缺，但是你缺啊。百里奚恨铁不成钢的摇摇头，叉着腰。你想想，你现在才只有2亿多而已，到时候一买功法卷轴，可能买个2次就成穷光蛋了。算了，浪费了也没关系，我用我的给你买就好了，反正我爷爷有的是钱，我这不够再朝他要。江疏雨忍俊不禁，此时的少女俨然一个管家婆，精打细算，比比到位。不用，我自己会挣的，我还想养你呢。用的，你带我打副本多辛苦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不是？五行荒野的边缘和他们这边温馨而美好的画面截然不同，黑色的魔气不断冲击着边界，妄想侵蚀这一片空间。魔窟一直未曾放弃过，只要侵蚀一丝就是胜利。在魔气之中，数不清的魔物隐藏在其中，不断游走着。他们贪婪的眼底已经看到了无数人族潜伏在他们的脚下，可是五行之气之中的气息紊乱不已，让他们不得不生出忌惮。魔物分为2种，低智慧魔物和高智慧魔头。如果击杀魔头，得到的积分就是魔物的好几10倍。星尊交给他的任务，准确来说是击杀魔头，不仅仅是魔物。两人休整过后，已经来到了此处。百里奚看到了这些魔气，忍不住嫌弃起来，魔窟真的烦死了，老是来骚扰，杀也杀不光，闲着没事儿还要用魔气来侵蚀修罗之地，我也烦。这是我们身为修士的使命。江疏雨宠溺地摸着百里奚的小脑袋，两人逐渐靠近，魔物们都注意到了他们。唰，食物送上门来，哪有不吃的道理？魔头们直接冲了过去，嘎吱，20多个亡灵傀儡也朝着他们飞奔而去。LV42魔窟血魔4个属性全都不超过7200，技能也只有击退而已。这种血魔只是魔窟中一种普通的魔物而已，比嗜血魔狼要厉害一些，但跟狼将差得远了，属于最底层的魔物。这些有点魔气就能滋生的魔物根本就杀不完，像是凡人的臭虫。亡灵傀儡很快就解决掉了这一批血魔。击杀 LV42魔窟血魔，经验加210000，获得血魔心脏，积分加0.5。看到这个，百里奚突然仰起头来，戳着他的脸蛋。疏雨，带着我这个拖油瓶，不仅让你升级变慢了一半，还分走了你的积分，
是不是想哭啊？嘻嘻。百里奚笑颜如花，某人却还是抬起了手，一道阴影覆盖而下。他赶紧用双手捂住了额头。你直接说话就好了啊，竟然还想弹我的脑瓜崩，太过分了！谁让你乱说话的？江疏雨没好气地收起了手，他怎么真的忍心弹下去呢？最后还是摸摸他的头了事。他环顾四周，发现周围全是血魔，也有不少修士正在这里奋战。虽然每个血魔只有1积分，但是积少成多，军衔总会升上去的。而且在此处随时可以选择撤离，只要不继续闯入魔气之中，就不会遇到危险。这里所说的危险，就是魔头。魔头可以把这群低智慧的魔物全部号召在一起，在有条不紊的指令下，对付起来难度就高多了。这也是许多修士选择此处的原因，只要一有危险，就能跑进魔头和魔物都忌惮的五行荒野。只有那些组队的人，或是如江疏雨这般的独狼，才会选择闯入浊气之中。有经验的老江湖们，甚至会选择在修罗之地中寻找魔头，以迅速赚取大量积分。10个亡灵傀儡走在前方开路，一路上魔物并不多，放太多傀儡出来反而浪费。现在两人的目标是7号阵营外修罗之地的最深处，那个地方魔气比浊气还要多，魔头出现的几率会更高。两人走了许久，才走到一半的路程。而此时这里的修士数量跟之前相比少了太多，这些魔头也太难找了，也不知道藏在哪里了。百里奚鼓着小脸，有些气闷。再坚持一下，待会儿就不无聊了。江疏雨一边安慰着，一边顺手摸起他的头来。一路上两人都没有遇到过一个魔头，而积分涨得缓慢无比，到现在才积累了50多。江疏雨强大的精神力突然捕捉到了前方空气中的波动，警惕心再度上升。前方不对劲。话音刚落，就看到一枚信号弹在天空之中爆炸开来，光亮落在了整个修罗之地上。即便此处浊气浓郁，也无法阻挡这么亮的强光。疏雨，百里奚喊了他一声，江疏雨立马会意，我们现在就去。不管他们人族如何内斗，不管求救的人是不是其他大陆的人，此时他和诸多看到这枚信号弹的人只有一个信念：救人。如果不是有这个信念支撑，恐怕人族早就被磨灭得一干二净了。同心协力，众志成城。信号弹发出的位置和两人的距离非常近，按道理几分钟就能赶到，但在这短短几分钟，两人还是发现了此处的异常。疏雨，此处一个魔物都没有。百里奚立马取出苦无，做出防守姿态。按道理，这个方向离魔窟更近，血魔应该更加密集才对。江疏雨也思索起这里的异常来，奔跑的脚步不停。在修罗之地深处，魔物数量突然减少的原因只有一个：魔头。百里奚和江疏雨异口同声对视起来，两人都能看到对方眼中的惊喜，终于找到了。锵锵锵！一道诡异的笑声响起，更加坐实了他们的猜测。二人赶紧加快了脚步，快一点，没准能多救几条命。吼！越往前，血魔嗜血的声音越发清晰。两人穿过了重重浊气，终于看到了那几人。数百只血魔将10个人包围起来，2个坦克束修，5个输出束修，3个法修。而且这几个人的等级都还不低，都在 LV44和45左右。2个盾士在最前方硬扛着攻击。这个组合还挺奇特，剑修、射手、巫师、魔法师和刺客都有。如果没有魔头的话，对付这一群魔物完全没问题。江疏雨遥遥看着他们，点评起来：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快救人啊！百里奚轻轻捏了一把他的脸。嘻嘻，江疏雨委屈地看着他，你看他们几个人不是都没事吗？我得先看看魔头是怎么攻击的才行啊。百里奚沉默了。好吧，你说的也有道理，是我考虑不周。说完，百里奚就闭上了嘴巴，不再跟他讨论。得，就不该试图跟女人讲道理。江疏雨牵过他的手，注视前方。魔头长着一双蝙蝠翅膀，2个头，脸像老鼠，手和脚上都有爪子，推测蝙蝠魔。蝙蝠魔在魔窟之中数量非常多，算是种族最多的群体之一。而且他们通常都是双胞诞生，天生就会合体技能，攻击力翻倍，加上双胞的天赋，一个想什么不用说出来，另一个都会知道。如此配合默契之下，他们完全可以将修士玩弄于股掌之间。锵锵锵！双头蝙蝠魔不断地打断他们的技能，还不时地朝着盾士冲去，或是吼出音波将他们击退。他们的怪笑声刺耳无比，江疏雨的表情越来越古怪。双头蝙蝠魔是在戏弄这帮人。百里奚瞬间不生闷气了，睁大眼睛仔细看去，丢出了探测数。LV45双头蝙蝠魔合体的速度、精神和肉身都在2万左右，攻击力反而只有堪堪8000，确实要比之前遇到的狼将还要厉害一点，但这点攻击还远远不够看。唯一有点麻烦的就是会飞，而且速度。为了不让他们逃跑，嘻嘻，我们得想办法把他们骗下来。两人对视一眼，都笑了，像2只狡猾的小狐狸。探测术惊扰了双头蝙蝠魔，2个头都看了过来，口吐人言：哎呦喂，总算来人了，本魔等的好无聊啊。怎么是2个小屁孩？一个 LV31，一个 LV32。一个头肉眼可见的脸色臭了起来，但很快就阴转晴。人族小娃娃越年轻肉越嫩，吃起来更香。对，细皮嫩肉的更好吃，我听哥哥的。蝙蝠魔本来就是故意让他们放出信号弹，吸引更多的人走怪送死，这样他们才能多吃一点人。被血魔包围的那10人听到他们的话，心中的希望落空，如负千斤石。小修士，你们快跑啊！打不过他们的。对，别来送死。锵锵锵！既然已经到了本魔面前，你们觉得我们会放过他们吗？锵锵锵！人族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天真。2个蝙蝠头嘲讽完这一群人后，就看向了百里奚。哥哥，先吃那个女娃娃吧。
女娃娃肯定比男娃娃好吃。锵锵锵好！两个蝙蝠头眼中闪烁着兴奋之色，似乎已经饱餐一顿了。啊，好丑！百里奚吓得赶紧躲到了江疏雨身后。敢说我们丑？没关系，小女娃，你马上就是我们的盘中餐了。锵锵锵，小女娃，不要藏了，乖乖到本魔的肚子里吧。你叫啊，你叫得越惨，我们越兴奋。锵锵锵！江疏雨听着他们的话，越听越气愤，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这战斗宣言真变态！既然你们想死，我就不拦你们了。看到江疏雨因此生气，百里奚眼底划过一抹流光，骗过来了，还收获了意外之喜。这种被人保护的感觉真好。臭小子，别挡在我们面前！双头蝙蝠魔看见眼前的男修没有一点眼色，还挡在女修的面前，愤怒地伸出爪子朝他抓去。咚！爪子砸在6段甲上的闷声响起，蝙蝠的脸色古怪起。不是应该抓住他的心脏吗？怎么被拦住了？他们还没想清楚时，2道蝙蝠影子从地里面钻了出来，绑住了4对翅膀，还不停地把他们向下拉扯。就在他们向上努力振翅，试图飞起来逃跑之时，周围已经布满了亡灵傀儡。4人大小的蝙蝠突然慌了神，更加努力地拍着翅膀，嘴巴中吐出的音波速度变慢许多，对众人根本造不成任何影响。眨眼之间，傀儡们已经跑到了蝙蝠身上，举着剑朝着蝙蝠砍去。啊！江疏雨这边双头蝙蝠魔的惨叫声不止，被包围的人群那边，血魔们全都受到了影子纠缠的影响，速度趋于静止。这是什么情况？你看这些血魔的影子，还有这么强大的群体控制技能，老天爷赏饭吃啊！那10个人震惊之余，很快就反应过来，朝着血魔们一一砍去。他们选定了一个方向后，很快就轻松了许多。还没等他们突围出来之时，又听见了蝙蝠魔的哀嚎。双头蝙蝠魔彻底成了剑下亡魂，2个魔头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合体后都打不过一个 LV32的人族小家伙。击杀 LV45双头蝙蝠魔，合体经验加450000，获得蝙蝠粪便星号2，积分加50。江疏雨眼皮狂跳，我要蝙蝠粪便做什么？提取硝酸吗？而此时被包围的那10个人已经突破重围，赶到了2人面前。这既然已经死了，咕噜 LV32 同时控制上百只魔物，还宰掉了合体的魔头。那10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听见江疏雨说：“你们先退后。”什么？为什么要让他们退后？前面还有数百只魔物，不好对付啊！百里奚无奈地摇摇头，这个时候就需要他出马了。他要用群体技能了，怕误伤到你们，所以你们退后比较保险哦。这些人立马明白了什么意思，想到对方刚刚杀死双生蝙蝠魔的实力，还有同时控制住数百只血魔的手段，完全不需要多余的话了。他们赶紧向后退去。影子纠缠已经到了时间，进入了冷却，血魔们已经朝着这些人冲了过来。50多个亡灵傀儡直接冲了上去，一人2、3剑秒杀不成问题。那10人看得目瞪口呆，血魔纵然是最低级的魔物，也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啊。更何况江疏雨不过 LV32而已。再想到他能解决魔头，他们瞬间释然了。还没等他们惊讶多久，砰！爆炸声惊天动地，炸开了不少浊气，就连血魔都被炸上了天。数十只血魔瞬间死去，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这也太恐怖了吧！咕噜，这杀伤力要是落在咱们身上，咱们也受不住啊！难怪可以杀死魔头，太厉害了！又是好几片爆炸声响起，每一次爆炸都能带走数十只血魔。我突然怀疑 LV32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小伙子了。别说了，我也开始怀疑人生了。才1分钟左右，江疏雨就已经把眼前的血魔们清除干净了。这一场小型战斗，他和百里奚不过才获得了几百积分而已，想要再升一花，还差将近1万。士官想要升花，比士兵难上100倍。倒是百里奚，此刻他的军衔已经变成了白文6花，再这样下去，很快就能升到青文。道友，谢谢你出手相救，我等感激不尽。那10人的领队走了过来，朝着他道谢。实力为尊，放到什么时候都不过时。他实实在在地赢得了这些人的尊重。不用客气，不管是谁看到信号弹都会过来的。他的声音淡漠，并没有多热情，但却让人听了心里舒服，如沐春风。百里奚从他的身后探出头来，笑眯眯的：“请问你们是捕魔人吗？”“是的，我们平日里专门在这一片抓魔头。”百里奚张大了小嘴，眼底疑惑：“哎，你们捕魔人不都很厉害吗？怎么会连2个魔头都杀不了？”他可是记得捕魔人的实力都非常强，每个人都可以越级挑战。刚刚才2个双生蝙蝠魔和几百只血魔而已，竟然能打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听到这话，众人都有些尴尬，还是领头的顿时解释起来：“其实我们是12个人的队伍，还有一位2阶剑修和一位2阶奥术师，但他们有事暂时不在。这2人的修炼之道都比较普通，属于高阶修士，但是踏入2阶修士之后，就会修习几个强大的技能，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和人组队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战力。如果仅有奥术师在的话，他们刚才也不会陷入那般尴尬的境地。”看着眼前也没什么危险了，也没其他重要的情报，江疏雨揽过了百里奚的肩膀：“我们先走了，你们小心。”道友慢走。几人连忙道别，不好意思再继续耽误2人的时间，目送着2人消失在了浊气之中。你们还好吗？遇到什么事情了？受伤没有？不远处2个人赶了过来，神色慌张。当他们看到遍地的尸体之后，一阵后怕，他们就是临时有事的剑修和奥术师。疏雨，你难道不好奇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吗？百里奚眼中对八卦的兴奋难以掩饰。不感兴趣，而且我们现在赶时间，不然我都让你继续打听下去了。哦，百里奚不好意思的低下头，但很快
他还是拉起江疏雨八卦起来。听说捕魔人的感情都十分深厚，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临时离开，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呢？疏雨，你觉得呢？江疏雨哑然失笑，摸了一下他的脑袋，别胡思乱想了。百里奚果然很独特，也许当初吸引他的就是他身上的活泼和乐观吧。原本他对杀手和刺客的刻板印象都是沉着、冷静和成熟，百里奚没有一点符合。两人越走越远，周围的浊气也越来越浓郁。百里奚已经找到了新的话题。话说魔窟分成好几个部分，9号到7号阵营外面的修罗之地游荡的魔物都是魔窟最外围的存在，就是靠近界口的那些魔物，对吗？疏雨。江疏雨点头，继续接话。我们待的阵营越靠前，魔物的等级也会越高，也许有机会看到 LV48的魔头满地跑。而且我记得7号阵营外的修罗之地似乎有一个部分跟魔窟界口重叠，我们也许有机会能看到真正的魔窟。不过那里的魔物会更多，还会有不少魔头。对了，还有一个副本，要不我们去那里吧？百里奚兴奋起来，眼巴巴地看着江疏雨。他丝毫没有考虑过江疏雨打不过副本的问题，在他的心里，江疏雨无所不能。再看吧。江疏雨没有一口答应，他也不能确定自己现在有没有进入魔窟猎杀魔物和魔头的实力，万一惹到了上次那个差点把他杀死的魔王卓，那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好。百里奚兴奋地跳了起来，在他眼里，江疏雨没有拒绝就是答应了。两人走了几个小时，一路上都没有见到多少血魔，看来刚刚双生蝙蝠魔的号召力挺强的。过了一会儿，他们才又遇见了比较密集的血魔。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好几个捕魔小组，这些人有多有手，搭配奇特，甚至还有一行人全都是杀手。他们都利用隐身技能潜伏在魔物周围，然后再同时爆发，基本上2个人就能将一只魔物瞬间毙命。江疏雨眯起了眸子，如果是墨龙杀手都还好处理，他们没有多强的装备，但是人就不一样了。江疏雨给自己提了个醒，希望自己在修士大会中不会碰到太强的刺客或者杀手。他跟百里奚继续向前走去，一路上把2人周围的魔物清理了个遍。一道水幕从天而降，明明是透明的，却隔绝了2个世界。魔窟和人界就这样相望，却无法轻易进出。百里奚的手指轻点上去，荡起一片涟漪。哇，竟然这么美！我原以为在这个交界线上会是黑漆漆的一片，阴森恐怖。他才刚说完这句话，就尖叫一声，向后退了好几步。啊！江疏雨扭头看去，就见到水幕另一边，一双猩红的眼睛凑在百里奚的手指刚才所放的地方。与此同时，还有不少眼睛也睁开了。江疏雨用脚趾头都能猜到百里奚下一句话要说什么，向后伸手牵过他的时候，看着他的眼睛，被瞅到了。2人默契的声音戳中了百里奚的笑点，知我者，疏雨也。幸好没有通道打开，他们现在出不来，不然刚刚我的手指头可就没了。你还知道啊？以后小心一点。江疏雨没好气的又给他重新套了一身6段甲。啊！惨叫声打破了2人甜蜜的气氛。2人抬头看去，一个不明物体正从天空之上坠落，看那周身的魔气，应该是魔头无疑了。咚！只见那魔头浑身赤红，有马蹄，还有一双灰色的羽翅，长得像红牛。江疏雨眉头一挑，欢迎红牛参战。那魔头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就没了动静。一个人影突然闪烁，悬浮在半空中，凤眼淡淡的扫过那个魔头的尸体。他一身紫衣，手握长柄，明明是杀手，却身穿长袍，不染尘埃，匕首非凡，有绿色的光芒收敛起来，看来全身也都是绿级武装。江疏雨很快就分析出来，这是 LV48以上已经踏入2阶的修士，面对会飞的魔头却能一击毙命，是个狠角色。才2阶修士而已，能悬空而立，速度那么快，不是生命系精灵祭祀，也不是吃了御风果啊，他有价格，还算良心的御风玉佩。百里奚也分析起来，听得江疏雨忍不住表扬他：西西，你是不是对价格还挺良心，有什么误解？那可是天价啊！可百里奚别过脸去，牵着他的手沿着水幕跑起来，快走快走，赶紧找个合适的地方斩妖除魔，这里人也太多了。这一路上他们又看到了不少修士，或成群结队，或一人而行。当然了，一个人的基本上都是2阶修士了，此处对他们来说还算友好。疏雨，我们到底是来找魔头的，还是来看别人打架的呀？这些人抢魔头也太快了吧，刚出现就被宰了。百里奚幽怨地蹲在地上画起圈圈来，江疏雨索性陪着他坐在了地上，打量着四周。我也没想到这里的人这么多，看来大家对积分很积极。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继续往里面走。啊！救命啊！百里奚惊喜地抬起头，拉住了他的胳膊。疏雨，积分送上门来了。而江疏雨则是一脸沉重地看着那个方向，已经有好几个人族被凭空出现的魔族给吞噬了。一块玉佩从天上落了下来，是刚才那个身手厉害的凤眼紫衣杀手。这哪里是什么魔头？我看是野兽还差不多。他有些生气，直接丢出了探测术。独狼总是惺惺相惜的。LV48月暗高阶魔头，攻击和防御都是18000，速度2万，精神力6000，不仅可以看破隐身，还能让受到的 AD 减半。难怪刚才那个杀手会被吃掉，可惜人族又损失了一个天骄。那个正在带着小弟想用人族的高阶魔头看了过来，背后红色的披风猎猎作响。SUR 魔法师的痕迹不要太明显，但江疏雨已经没有心情去欣赏了。虽说对他而言，这个世界大多数情况更像游戏，可是生命在他面前消逝，依旧还是让人觉得沉重。一个小家伙也敢挑衅本魔，你们人族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不把我们魔窟放在眼里。枪枪枪！孩子们，今天要给你们加点心喽！枪枪枪！
高阶魔头带着一群小魔头，立马将手里剩下的一半猎物一口吞下，而后他们的视线全都转移到了江疏雨和百里奚身上。其实在这个地方很难有月暗这种级别的高阶魔头出现，但他运气好碰上了。可他相信6段甲，就算他站在原地让这些小魔头啃，都要咬上好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又香又硬，难啃。现在唯一麻烦的就是他不能飞，如果这些魔头自己送上门来，再好不过。奥斯卡影后百里奚立马装出一副我见犹怜、脆弱无比的可怜模样，俏生生地躲在了江疏雨的身后。魔头们最吃这一招了。哦，这是恐惧的味道吗？太香了！颤抖吧，人族！害怕吧，人族！枪枪枪！脑袋是我的，我最爱吃心脏了，心脏给我吧！魔头们似乎已经看到了眼前摆着可口的点心，正等待着他们的享用。50、30、10，江疏雨默数着魔头们跟自己的距离。枪枪枪！魔头们刺耳的笑声戛然而止，缓慢不少，还被他们的影子使劲往下拽。他们的眼中写满了不理解、惊恐，什么情况？在他们被拽到地上之后，100个亡灵傀儡就被召唤出来，结阵成了半球形。就这样，他们从空中霸主沦为了阶下囚。江疏雨也没有想到，自己原来拿来当防御墙的阵型，竟然成了他杀魔物的方法。这下应该插翅难逃了。亡灵傀儡们盲目地朝着半球阵之中挥剑砍下，月暗的小弟全都惨叫不已，再无刚才的嚣张姿态。但月暗并非什么简单魔头，他瞬间覆盖在地上，变成了月光，试图从傀儡们之间的缝隙钻出去。哼，还想逃？江疏雨眯起眼睛，手里一团蓝光亮起。啊！魂火一出，哪里还能再跑？铺天盖地的魔法他身上本来就被傀儡们砍得只剩半条血了，这样一来，月暗根本不能再经受折磨。此前，他透过半球阵看到了百里奚的笑容。阴险狡诈的人族，本魔！哼！击杀 LV48 月暗高阶魔头，经验加240000，获得魔坠星号1，积分加50。在月暗死后，他带的小弟全都绝望了。完了，这下死定了！魔坠也是任务材料之一，似乎早就预料到他会遇到高阶魔头一般。百里奚的军衔一闪再闪，白色彼岸花变成了青色牡丹花。疏雨，我现在也是士官了，跟你一样哦。看来装害怕的模样真的能骗到这些笨魔头，也不知道是不是百试百灵。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江疏雨点头接话，如果有的魔头是远距离攻击的话，恐怕就不管用了。不论是人族还是魔物，都有远程输出，而且他们的智慧远比妖兽高多了，打不过是懂得逃跑的。秘境，南辰星，你脑子秀逗了啊！你这老匹夫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就别说了。南辰星没好气的白了李靖一眼，摇摇头。你又不是不知道，小苗苗这一路过关斩将，一个人打通了荒芜雪原，还赚了不少贡献值。你再瞅瞅亚洲级的墨龙边关营地副本，他说完就完，连魔窟入侵的战役都能以一己之力迅速解决。看那魔王镯，不说这个，级别压制太大，南星辰赶紧转移了另一个话题。反正这5行秘境肯定拦不住他。啪！李靖一拍桌子，横眉竖眼。那5行王都和 LV48 的高阶魔头相当了，就连咱们当初去打都费了一番功夫。拔苗助长也不行这样，你就不怕把小苗苗玩死了？老李，你这也太夸张了，就算打不过他也可以跑吗？南辰星不赞同的摇摇头。而且我玄武殿不是给他留了一缕神魂吗？就算死了也没关系，还能活吗？自从江疏雨一个人闯荡完亚洲级副本，在清了整个战场单挑魔王之后，南辰星的心也越来越大了。摆烂，疯狂拔苗，死了再来一次。李靖的嘴角突然不怀好意的扬了起来，看来你小子是忘记一件事情了。南辰星的眼皮跳了跳，老李，你说话就说话，笑得这么瘆人做什么？哼！李靖得逞的看着他，一副准备看好戏的模样。现在你家小苗苗可不是一个人去修罗之地晃荡的。嗝！南辰星刚喝下的茶水还没咽下去，就吓得打了个嗝。完了完了，我玩脱了。他全然没了刚才淡定的模样，坐在位置上冥思苦想起来，抱着胳膊啃指甲。李靖在一旁悠哉悠哉的听着他自言自语，要不我现在去修罗之地把他们接回来，然后再给那小丫头留下一抹神魂到玄武殿。这事儿可不能让老千知道啊，到时候非得跟我打起来。不行，得再想一个稳妥隐秘的办法。嗨嗨，轻咳声打断了南辰星的思绪。老南，别想了，百里老头早就给那丫头弄了个锁魂镯，不会有事的。南辰星瞪大眼睛看着他，难以置信。那你怎么还戏弄我？你太过分了，太没人性了。那哪能跟你比？就是要让你长个记性。李靖呵呵笑着，这瓜真好吃。什么没人性啊？百里千珏的声音从南辰星背后响起，吓得他一个哆嗦。他一脸笑意，赶紧打哈哈，没什么，就是说着玩呢。笑话，他怎么敢坦白他给江疏雨布置的任务是去打5行王还有高阶魔头？哦，听说你又让那小子出去做任务了？还是修罗之地。南辰星慢悠悠的样子迷惑了百里千珏的眼睛。老千，你就放100个心吧，江疏雨那小子在，你家宝贝孙女一定没事情。哼，你别想推脱，要是我孙女有个3长2短，老头子，我第一个就来找你。那当然没问题，本尊可不是那种没有担当的人。南辰星说的义正言辞，李靖憋笑憋得好辛苦。修罗之地，水幕前，一个大手覆盖在上面。嗡，水幕波动被打破了一个缺口。
无数的魔气疯狂朝着外面涌去。锵锵锵！美味的人族，本魔来了！乖乖们，跟着我一起去猎杀美味吧！锵锵锵！魔头们个个脸上带笑，舔着舌头，成千的血魔从魔气之中飞奔而出，他们的眼里只有血。啊！可恶，是谁偷袭本魔？几个魔头愤怒地朝着魔法打来的地方看去，就看到2个人族的年轻小娃娃。好胆！这就是传说中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吗？小小人族也敢在本魔面前挑衅？劝你们赶紧缴械投降，乖乖进入老子的嘴巴里！回应他们的只有鬼灵魔法师铺天盖地的攻击，还有刚从地里钻出来的他们自己的影子。魔头们被使劲地往下拽，完全失去了速度的优势，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已经有密密麻麻的亡灵傀儡朝着他们飞奔来。竟敢跳在本魔身！有一个魔头还没有发泄完心中的怒火，就已经掉下了泥潭，死不瞑目。砰砰，2道爆炸声响起，还有几个魔头被血魔的尸体炸到，被弹出好远。一时之间，周遭混乱无比。本来美好的入侵大计突然变成了一面倒的屠杀，是个魔物心里都不好受。可是，一阵阵的爆炸声响起，他们甚至连转身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就已经死掉了。谁让他们的运气太好，竟然刚出来就遇到了江疏雨呢？送上门来的积分没有不收的道理，江疏雨选择照单全收。20多个魔头无一生还，但是水幕背后依然不断有魔气涌出，在踏入修罗之地的瞬间，境界变成了血魔的模样。这个临时的2阶通道支撑的还挺久。江疏雨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个通道口，立马做了个决定。嘎吱，傀儡们扛着几个血魔的尸体快步跑着，杀！停在了门口，将血魔朝里面丢了进去。砰！击杀 LV46花魔，经验加2300000，积分加25。击杀 LV48双生蝙蝠魔，经验加2400000，积分加25。才一波爆炸而已，就带走了100多个魔头。这个临时打开的通道也颤抖不已，随时都会崩塌。而水幕对面的魔窟之中，开始浮现出一双双阴狠的眼睛。江疏雨浑然不惧，有了这么一个开端，接下来的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傀儡们如法炮制，再次炸了一波魔窟，2阶通道逐渐合拢起来。江疏雨傻眼了，怎么这么快就愈合了？要是再来一波，他肯定就能再得一个花纹了。突然，2阶通道停止了合拢的迹象，还没等他开心多久，就感受到了和上次的那个魔王一样的气息。糟了，是他！他瞪大了眼睛，立马拉着百里奚朝着阵营的方向跑去。但对方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江疏雨，枪枪枪，落到本魔王的手里了吧？江疏雨此时满心满眼都是逃跑，根本没有别的情绪。嗡！一道声波从里面打了出来，朝着2人袭去。咔嚓，6段甲瞬间裂开。啊！2人的精神力根本受不住这等攻击，神魂俱颤，疼痛不已。江疏雨是这道魔之呢喃攻击的目标，受伤最为严重，所有的傀儡和魔法师都受到了伤害，而几乎所有的傀儡和魔法师们都前赴后继地挡在了他的身后。可是这次魔王的攻击明显比之前在9号阵营之时还要厉害，召唤生灵刚挡住就被抹杀掉了，他们抵挡的时间甚至不足一个呼吸。不行，不能再让他们送死了。江疏雨眼神一狠，亡灵傀儡们就把一些魔头的尸体捡了起来，朝着通道内丢了进去。砰砰，爆炸声接连响起，水幕上的通道口剧烈扭曲起来，灼的攻击受到了强烈干扰。可恶！江疏雨，里面传来魔王卓愤怒的声音。江疏雨松了一大口气，还好他赌对了。又有几个魔头的身体朝着通道另一端飞了过去。砰砰，眼看通道就要溃散，魔王卓气得大吼一声：“小兔崽子，给本魔王等着！”刚才的那些爆炸让他受到了一点小伤，自从他成为魔王之后，已经没有这种小修士能够伤到他了。本魔，叮！水幕闭合，响起了一道清脆的声音。魔王卓想说的话全都被切断了。疏雨，你怎么样了？有没有受伤？疼不疼？百里奚缓过来的第一时间就是关心江疏雨。堂堂魔王卓竟然如此针对年轻小修士，真是不可理喻。由此可见魔王卓有多忌惮他。没事，就是损失了几个傀儡。魔王卓，江疏雨捏起了拳头，眼中也愤怒无比。既然对方如此对他下杀手，那死仇是结下了。看我哪天不好好收拾他一顿。疏雨你一定可以的。该死的魔王卓竟然如此阴险。百里奚捏着小拳头，眼眶都红了，像一只炸毛的猫。我也要去收拾他。乖，我一个人就好了。他想杀了我，完全是因为我伤到他，让他丢脸了。等我再成长一段时间，他肯定打不过我。江疏雨摸着他的头，安抚起来。也是，你现在才 LV32，他都不能拿你怎么样。到时候你一定能把他打得满地找牙。江疏雨把傀儡和魔法师全都收了起来。他的防御还是太弱了，如果他再承受几下，恐怕这些傀儡和魔法师就都没了。他心里清楚，对方的攻击之所以能变得这么强，是因为这里距离魔窟更近了。恐怕等他进入魔窟的时候，对方能发挥出来的实力会更强，到时候面对他的就是一场硬仗了。他得加快成长的速度才行。2人找了个位置坐下来休息，等恢复身上的伤势之后，士气也重新振奋起来。百里奚继续笑嘻嘻地拉着江疏雨启程。2人越走越远，到了修罗之地的最深处。原本2人还以为这里是魔物最多的地方，结果怎么一个魔物都没有，人影也看不见。百里奚好奇地拖着下巴，再走走看吧。2人又走了一段距离。疏雨，那边有一座小城池，快看！
百里奚欢快地踮起脚来，拍着他的胳膊。江疏雨回过神来，看到了远处的小城池上方还有门口都有不少高阶修士，二人好奇地走了进去。传送阵，二人看到传送阵的瞬间，呼吸一滞。既然这个地方有传送阵，那他们干嘛还要费那么大的力跑到这里来？再打量一圈，还有副本。正巧副本入口前有不少修士看向他们，一个二个粗声粗气地笑起来。看这两个小屁孩，肯定眼巴巴走了一大段路，才发现这里有个传送阵。咱们每天的乐子也只有他们了，毕竟这样的马大哈还不少，人家好歹一路上有伴，不像咱们都是些大老爷们儿，成天在路上看都要看腻了。等会儿这两个小家伙好像才30多级，我也看到了，是我眼花了，还是做梦了？隔绝玉佩在这些高阶修士的眼里形同虚设，此刻他们更相信自己是做梦了，不然两个小家伙是怎么穿越了修罗之地来到这里的？要知道这一路上的魔物可不少。就在众人一副地铁老爷爷表情的时候，传送阵亮了起来。是林师姐他们。百里奚眼尖，赶紧走了过去。林师姐，陆师兄，你们也来这里了？几人看清是江疏雨和百里奚后，眼睛也亮了起来。江师弟，百里师妹，你们两个小家伙怎么也来这里了？我陪疏雨来这边做任务，顺便赚点积分了。说着，百里奚眨巴了一下眼睛。林百威这才注意到他也已经成了亲文士官，还挺快的呀。看来你们这一路上遇到的魔物可不少。林百威眼唇笑起来。确实挺多的呢，还好有疏雨。行啦，你就别为师姐吃狗粮了。师姐，那你们来这里做什么？这里不是有副本吗？能打完的话，经验蛮丰厚的。现在他们一行人的等级差不多都在 LV37 左右 ，LV31的墨龙边关营地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了，只能来 LV36的3门市试水。他们才刷了一遍困难级试试，结果发现那叫一个辛苦。不过收获确实也比墨龙副本多。10几个人走到了副本旁边，寻了一个空地席地而坐。师兄，能跟我说说这个副本吗？为什么要叫3门啊？江疏雨这边和陆金安聊了起来。其实这个3门也简单，就是3种不同的能量，人族的灵气，魔窟的魔气，还有5行荒野上的5行之气。因为这个副本刚好位于这3方的交界处，所以就吸收了3个不同能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方外之地。那请问师兄，你和师姐他们去过亚洲籍吗？傻小子，你想什么呢？我们才刚 LV37，怎么闯得过去？至少得等我们的实力再增强一段。不过以你的实力进去完全没问题，反正有顺义符箓，随时可以跑路。江疏雨一人杀万骑的场景，陆金安还历历在目。如果连他都打不了亚洲级副本，就没人能打了。行，那就借师兄吉言了。话说我们一路走来，发现这个城池附近竟然没有魔物，这个正常，副本周围没有办法开辟通道，魔头魔物就不能过来了。陆金安哈哈大笑道，而且你看这里人族这么多，就算有魔头愿意过来，那不是找死吗？也是。众人说说笑笑，约定了打完副本之后在这外面碰面。陆金安也想提前知道亚洲级副本的难度，提前做好准备。师兄师姐一路顺风，你们也是。江疏雨和百里奚二人又在原地休息了好一会儿，等亡灵傀儡和鬼灵魔法师全都修复好后，这才起身出发。道友，万万不可进副本啊！这是 LV36的，你们进去凶多吉少。是啊，好歹找几个人带你们，不然进去就是死路一条。年纪轻轻的，咋就这么想不开呢？众人不理解，看到二人要进去时，赶紧劝阻。谢谢各位道友关心，我自有把握。江疏雨道谢后，二人的身影就消失在了副本入口前。年轻人做事就是风风火火的，咋这么不听劝呢？算了，劝不住。好几个人无奈极了，不理解现在的小年轻怎么想的，为什么对自己的实力如此自信？你们劝什么劝啊？没瞧见人家是亲文士官吗？是啊，两个都是呢。有人笑了起来，打开扇子在自己面前晃了几下。难道你们没听说过9号阵营前几天被魔窟偷袭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年方18的亲文士官吗？没听说过，这位道友可否解说一二？嗨，扇子男伸出了手，大家哪里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听故事的心愈演愈烈，他们纷纷掏出了零食。我且为你们细细说来，这位士官啊，不仅凭一己之力扫荡了整个战场，甚至还一个人孤身闯入副本。你们可知那副本是什么副本？3门副本前变得热闹起来，众人对江疏雨的认识在这一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未来还会不断的向上攀升。副本，江疏雨和百里奚进入副本之后，就看到了一个奇特的世界，左边是黑色，中间是5色，右边是白色，而他们的眼前只有2条路，一个通往充满魔气的世界，另一个通往人族的世界。二人都没有选择。轰隆，中间的那片世界里响起了轰隆声，还有震耳欲聋的脚步声、击杀声，象征着魔窟的那一方世界里不断有魔物从中涌出，甚至还有许多他们都没有见过的魔头。象征着人族的那一方里也不断有修士冲了出来，有迎击地面的，也有迎击空中的。双方人马都冲到了中间的那一片天地之中，互相攻击。魔头基本上都可以飞，可是人族这一边只有那一部分踏入3阶的修士可以。如此一来，就算有再大的优势，也都消耗殆尽。这是幻境。江疏雨心中已经有了判断。突然，一个束修腾空而起，他捧着前胸的一个正盘，口中念念有词，然后正盘全都散开，一道光柱冲天起，覆盖了整片天空。唰，动，不少人从空中坠落，不明所以。随后又有一个人带着无数人举起法杖，一起同时高呼法则5行。
整个世界震颤起来，天地色变，五光扰乱了空气的流动，混乱无比。成片成片的魔物和魔头死去，就在快将他们清理殆尽的时候，魔窟之中走出了一个恐怖的身影。就算只是虚影，江疏雨也能感受到那巨人身上的威压。那魔王的手掌抬起，对着人族，一个同样暴动的五行之气朝着人族那一方袭去。两道攻击对撞在一起，五色神光扩散开来。少顷，整个世界平静了一瞬，随后便诞生出了密密麻麻的五行兽，在那片天地之间游走。这个场景也太震撼了吧！百里奚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江疏雨握住了他的手，确实很震撼。以后我们也会参与这样的大战。接下来幻境没有再掩饰任何东西。江疏雨看着百里奚，我们走这边吧。好，两人是来杀妖兽的，肯定会选择代表魔窟的这一边。他们一直走着，整个山路之上什么都没有，直到他们下了山，才能看到魔物的身影。一眼望去，四周都是平原，在平原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雕像，那就是二人此行的最终目的地了。只要把他们这方的魔物全部清理干净，再把 BOSS 杀死，就算通关。此时所有的傀儡和魔法师们经过了修养之后，已经全速恢复到最佳状态。江疏雨把他们全都放了出来。面对 LV36 的亚洲级副本，江疏雨一点都不敢放松，毕竟亚洲级不是一般人能解决的。纵使他再自信，也不得不小心行事。双生蝙蝠魔，他遇见的第一个魔物比他之前见过的双生蝙蝠魔还要巨大，至少有2层楼高。亡灵傀儡直接提剑而上，鬼灵魔法师们也施展出技能，将对方淹没在纷杂的攻击之中。枪枪枪！弱小的人族！一波攻击之后，对方不仅没死，还嘲讽起来。江疏雨不能理解，这样的一波攻击，就算是高阶魔头都不能招架，为何副本中的魔物似乎一点事都没有？ LV40 双生蝙蝠魔，亚洲级精锐，最高的攻击和防御不过才18000而已，但是因为此处魔气十分浓郁，所以都被增强了。虽然等级被压制，属性也不如他遇到的高阶魔头，但有魔气的助力，确实有点麻烦。当金属敲击的声音响起，蝙蝠魔正拿着斧头砍在傀儡身上，但傀儡不过只退了半步而已。站在最前方的傀儡们索性使出了技能，雷霆万钧一出，剑芒直接打破了蝙蝠魔的防御。吃！他受伤的地方全都化为了魔气，融入在了这片天地之中。第二轮魔法再次对着他丢了下去，噗！双生蝙蝠魔顿时烟消云散，融入在了魔气之中。真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点都不浪费啊！能够利用枯骨烂炸偷懒的计划再次泡汤，江疏雨心中叹了一口气。击杀 LV40 双生蝙蝠魔，亚洲级精锐，经验加400000，这是评分过后的经验，比困难级副本翻了2倍。疏雨，看来接下来不能偷懒了。百里奚的笑容有些幸灾乐祸，一点都不担心二人的进度缓慢。两人又走了几步，彻底踏入了魔窟的区域。这里面是魔气的天堂，四周都充斥着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江疏雨只能接住傀儡脑袋中的魂火，和他手中的魂火得以见明，而前影杀手百里奚却如入无人之境。这里的魔气一点都不恶心呢，感觉只是黑色雾气而已。而且这里的魔物好多啊！疏雨，百里奚刚看向江疏雨，他就立马会意，合作愉快。接下来，百里奚兴奋地指挥起来，他的手指所指之处，立马有傀儡和魔法师上去攻击。虽然这样一只只杀去效率很低，但贵在安全，能够保证100%解决。就算有时候会一不小心同时攻击到好几只，但也能保证1分钟之内解决。还好这些魔物技能不怎么样，否则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这样对比下来，似乎还比墨龙边关营地还要简单。百里奚升级后，吸引了不少魔物过来，而江疏雨也有升级的征兆了。他花掉所有的精神力，又补充了14个亡灵傀儡，但芥子空间依旧还有6个空位。杀掉吸引过来的魔物之后，他顺利升级了。新获得的精神力并没有使用，毕竟他不知道 BOSS 是个什么样的对手。二人跟着傀儡和魔法师们继续前进，后面遇到的魔物都没什么变化，只是数量增加了许多。这里怎么变亮了？百里奚喃喃自语起来，看向江疏雨，确实有点奇怪，难道是因为那个雕像在发光？江疏雨注意到前方的魔物被杀死后，一部分魔气会融入空气之中，另一部分魔气却跑到了雕像内。根据以往打游戏的经验来看，等这些魔物全部死掉后 ，BOSS 就会觉醒。虽然这些魔物都很弱，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待会儿你要小心一些。江疏雨嘱咐道。没问题，我逃命也很厉害的。百里奚笑眯眯的，心中却沉重不已。按照一般规律来看，手底下的越弱，最后的可能会越强，玩的就是反差。再者，根据陆金安提供的困难级副本情报来看，困难级的 BOSS 不会吸收那些魔气，而且二人眼前的雕像是他们遇到的3倍之巨。轰隆！当雕像前的魔物只剩下寥寥几只后，那尊巨大的雕像终于有了反应，开始震动起来。不行，有点不对劲，西西你还是找个地方藏起来，乖。此时的百里奚也知道自己站在这里只会是累赘，立马点头答应，转身离去。看着百里奚藏好之后，他才下令让傀儡和魔法师们发动最后的攻击。哗啦，雕像上的石头全都掉落下来，露出了 BOSS 的真容。LV43 五行魔兽，亚洲级 BOSS，4个属性全都是18000，2个技能全跟五行有关，除此之外还有血条增幅、防御增幅、速度增幅。这个魔兽身上光秃秃的，长着4个角，和幻境之中的魔王长得一样，但体型小了许多。他身上覆盖着的5色神光都在向世人宣告，他是修炼五行的魔兽。傀儡站在他脚边，渺小如蚂蚁，感觉好变态啊！幸好副本里不是真的魔王，对方既然有速度增幅，那我只能先从这方面针对了。
只要战术得当，江疏宇相信他肯定能把这个魔兽给解决了。吼！五行魔兽已经低头看向他，嚎了一声。影子纠缠。江个人狠话不多，立马让魔兽的速度降低下来。那震耳欲聋的嚎叫声瞬间变得哀凄起来，像只想要出去玩却被困在笼子里的小猫。鬼灵魔法师们已经丢出了技能，乱花迷人眼。被惹恼的魔兽抬起他的脚，朝着江疏宇踩去。即使被影子纠缠着，魔兽的速度依旧在江疏宇之上。这个人族跑不掉了！锵锵锵！五行魔兽兴奋不已，眼里都是把对方踩成肉酱的画面。轰！地面上的尘埃全都被掀起，但江疏宇依旧淡然自若地站在原地。他就是这么自信6段甲的防御力。五行魔兽咧着嘴的笑顿了下来。什么情况？为什么踩不下去？他的脚停在了半空中。就在他抬起脚踩下的这几秒，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亡灵傀儡爬到了他的身上。嗷！200多个傀儡们的剑已经砍了下来，顿时让五行魔兽吃痛不已。他放弃思考为什么踩不死那个人族，看向了身上的这些小蚂蚱。一道蓝色的光亮蒙蔽了他的双眼，他的灵魂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灼烧之感。死！人族就是这么卑鄙无耻，总是耍这些阴招，太过分了！这明明是我们魔族的专利，好吧？他心中愤恨不已，恼怒地用双手按住自己的头，想让自己试图平静下来。一阵金属撞击的声音响起过后，就是血肉破开的声音。本魔的防御竟然被破了！还没等他震惊多久，又一道魂火钻入了他的灵魂之中。傀儡和魔法师们拼命地朝他丢着技能，五行魔兽的魔气肉眼可见地从他的身体中钻出，融入空气中。在2轮攻击之下，五行魔兽似乎变矮了一些。不对劲，这么容易就阻止他的技能了吗？那些魔气应该相当于他的血条才对，丢失的越多，就越接近死亡。按道理应该施展技能了。呲！尖锐粉笔摩擦黑板的声音闹得他心里发毛。五行切割被魔兽施展出来后，不少五行之气凝聚成了利刃，朝着傀儡们飞去。几十个傀儡被打了下来，五行切割依旧没有消退的趋势，朝着鬼灵魔法师飞去。魔法师们的速度并不快，根本躲闪不及。这五行魔兽对五行的掌控熟练度还挺高，对比起来，五行王就是个渣渣。他怎么忘记了？刚才在幻境中，这位五行魔兽的功劳可不比人族修士少。可以说，五行荒野是他和人族一起建立的，而五行王是从对方的力量之中诞生的存在，当然远远不及。幸好副本压制了五行魔兽的等级，不然他的召唤生灵又要扛一次，伤害死一个了。受了轻伤的傀儡又跑了回去，一边用剑拦住五色光刃，减缓鬼灵魔法师的压力，一边攀爬着五行魔兽的身躯，渐渐破肉。挑衅！赤裸裸的挑衅！这是把本魔的攻击当成什么了？五行魔兽的鼻孔喷出了2道气息。哦吼！生气了！江疏宇笑眯眯地看着五行魔兽，生气才好，不然不会使用技能。五行切割又打了好几道出去，可是亡灵傀儡跟之前一样，掉在地上后又马上扑了回去。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举着剑的话，别人一定会以为这是哪家小宠物被主人丢开后又粘了上去。几波攻击下来，五行魔兽的身躯已经变成了原来的2/3，它身上被散漫的魔气包裹着，一丝丝飞向空气中。咚！嘎吱！五行魔兽摇晃起来，身上有五行之气在流转，成功把亡灵傀儡们全都甩到了地上。这是在蹦副本野敌吗？江疏宇突然蹦出这么一句话来，这才意识到五行魔兽的模样确实像蹦迪。魔兽身上的5颜6色确实也像颜色各异的镭射灯，同时夹杂着 AD 和 AP。五行魔兽这一段攻击中看不中用，傀儡和魔法师们的技能照旧可以丢在他身上。江疏宇直接丢出魂火打断了他，再使出影子纠缠，五行魔兽再也没有还手之力，随他处置。五行魔兽的体型越来越小，不断化为魔气消散。击杀 LV43五行魔兽，亚洲级 BOSS， 经验加2150000，获得5星之书。不对啊，这比墨龙副本简单太多了，好歹也是亚洲级副本，怎么这么脆？难道说要选另一条路才？江疏宇赶紧摇脑袋，把自己这个危险的想法甩丢。再怎么说，那些都是人族先辈，他怎么能对先烈们动手动脚的？不礼貌！疏宇，这掉落的东西。百里奚此时已经跑到了他身边，是不是有点太差劲了？确实，一个亚洲级副本的 BOSS 居然才掉落一个武装，除了血厚一点，完全没有难度，确实不太对劲。江疏宇蹙眉思索起来，突然一阵光亮覆盖住了他的眼皮，代表人族的那片区域光芒大盛。一个人影捧着阵盘，渐渐升到空中，衣衫猎猎。他的身躯由五行之气凝聚而成，气息凝实，江疏宇能够感觉到那人比五行魔兽强了许多。就在江疏宇看向那人的时候，那人也看了过来，一只手捋着胡子。年轻人，过来！那历尽沧桑的声音突然在江疏宇的脑海中炸响。江疏宇看向侧方的百里奚，他并没有什么反应。看来这道声音只有他能听见，那幻境之中的老者是冲着他来的。宿主，快去！从来没有说过话的系统突然开口了，然后又没了声音。江疏宇不管在脑海中怎么呼唤都没有回应。得，又睡着了。看来这趟是非去不可了。西西，你在这里等我。百里奚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过去，但看到那位老者之后，他心中也有所猜测。万事小心。江疏宇应声后，带着亡灵傀儡和魔法师们就朝着那一片区域赶去。他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五行魔兽这么弱，看来一切都被那位老者操控了。江疏宇经过中间地带之时，傀儡们3下5除以2就把五行兽们全部清理干净。他率领着大军过关斩将，终于来到了人族这一片区域。刚踏入城池一步，眼前的光芒亮得差点要灼伤他的眼睛。
不过他还能借助亡灵傀儡的视线来观察周围，他用神识看到了傀儡眼中的世界。这里的每个人都没有了肉身，全部都和那位老者一样由五行之气构成。不仅如此，他们都没有了人的意识，只是盲目的在街道上游荡着。LV42离魂将军级的属性比之前遇到的那些精锐魔头不知道强上多少，看来那边削弱的力量都给这边了。而且他们的技能配合相得益彰，又有护盾，又有 AP 减伤，还能把傀儡打退。对不起了各位先烈们，我不得不出手了。如果不把这些离魂解决掉，他也走不到那个人的面前。都给我上！江疏雨的命令一出，傀儡和魔法师们都动了起来。江疏雨一路杀到了那位老者的面前，他正盘坐在一个高台上闭目养神。他的耳朵动了一下，就睁开了眼睛，定定地看向江疏雨。杀了我！江疏雨的表情古怪不已，眼前的老者是什么情况？不仅让自己过来，还让自己杀了他。看到他没有动作，老者悠悠叹了口气，站了起来，还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襟。老者伸出右手，一个法杖出现在他的手中。江疏雨眉心一跳，这个法杖不是五色之气凝结的，是真真正正的武装。杀死我，我会告诉你原因。前辈，杀了您还怎么告诉我？江疏雨抱拳行礼，不敢逾矩。后生，这你不用管。说罢，空间之中有了一个波动，虚空收纳域不能打开了，这也意味着他和百里奚不能离开副本，被困在了此处。江疏雨抿唇，一咬牙，前辈得罪了。鬼灵魔法师们施展出了技能，颜色各异的攻击落到了老者身上。老者没有使用法杖，单手轻轻一挥就打散了这些攻击。不仅如此，还有一个巨大的火球朝他飞来。江疏雨脸色大变，赶紧让亡灵傀儡冲上前挡住这道攻击。砰！几个亡灵傀儡被打飞在地，身上出现了裂痕。这位老者分明比刚才的五行魔兽还要强上许多倍。后生，使出你的全力吧，不然你和你的小道侣都得死在这。江疏雨瞪大了双眼，不行，西西不能陪我死在这儿。LV46五行尊者，亚洲级 BOSS， 精神力达到5万，即便其他属性都才1万多，江疏雨也不是他的对手。鬼灵魔法师们的精神力56000，但是都只有一个攻击技能和隐遁而已。更何况对方的技能全都是3阶修士所掌握的高级技能，还有3条命。虽然这位五行尊者已经被副本压制了不少，但总体来看实力还是恐怖的不行。既然前辈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晚辈就不留手了。亡灵傀儡应声而出，剑锋破空，五行尊者的身上瞬间多了一个白色的结界。嗡！数百把剑被齐齐震飞，但那结界也没好到哪里去，瞬间裂了好几个口。叮！怎么又修复好了？江疏雨无奈极了，祭出了魂火，魂火直接穿透了结界，蓝光在五行尊者的眼前一闪而逝，钻入了老者的身体之中。老者痛苦无比，扶着头，额角流下了汗水。一道影子从他的脚底钻了出来，绑住了他的腿、胳膊、头。不知为何，江疏雨一晃眼看到了老者眼底中的满意之色。这不会是某种大佬临近消散前给欣赏的后辈一个考验吧？就算是套路，我的运气也不可能这么好吧？江疏雨的猜想完全没错，老者心底打的就是这个主意，秉着趁他病要他命的原则，傀儡和魔法师再度一拥而上，施展着自己的技能。一时之间，金木水火土光影电全都在老者的结界上绽放出他们的风采。咔嚓，结界裂开，一发不可收拾，终于破碎。傀儡们的剑都打在了老者身上。下一瞬，一道五彩光芒轻轻地飘出，那春风拂面的攻击却是最致命的杀人刃。隐遁出现不过1秒就被无视，傀儡和魔法师们全都动不了了。控制技能，江疏雨脑海中的小天使和小恶魔都要跪了，这还怎么打？直接把他丢出副本好了。算了，自己上吧，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他取出了运魂剑，冲了上去。老者的结界又重新放了出来，但幸好魂火可以无视一切防御。他提着剑朝着结界劈斩而去。里面的老者被魂火折磨得不成样子，浑身抖动着，一边举起了法杖。一个刻画的繁复无比的阵法出现在空中，一道道五行之气凝结在了一起，化成了五彩神石。渺小如蚂蚁的神石越接近地面，就变得越发大了起来，宛若陨石落地。轰！石头越发密集，江疏雨没有办法收起被控制的傀儡和魔法师，而他也只能硬扛着。为什么要硬扛？五彩神石又多又大，他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躲闪。反正6段甲的防御过10万，那就赌一把，不疯狂不成他江疏雨。强者之路本就没有那么容易走，他很早以前就做好了准备。他继续提剑砍着，一边用魂火灼烧着老者的灵魂，精神力耗费呈指数上升。感受到精神力需要补充时，就取出凝神果啃了起来。还好西西给我准备了迷你储物袋。此时他心中谢天谢地谢百里奚。结界之中的老者看到他在外面一边挥剑砍着，一边啃着果子，那表情要多古怪有多古怪，至少比被魂火灼烧之时还要古怪。五行神识陨落技能施展完毕后，他再次放出了刚才的五行棉不绝，轻柔的五行之力朝着外面波动而去，却在碰到江疏雨的瞬间戛然而止。老者不信邪的又丢了一次，结果还是被挡住了。真是邪了门了！电鸣风山，老者把他最强的单体攻击朝着江疏雨丢去，闪电在江疏雨的身上不断游走，终于有效果了。可江疏雨现在就像一头倔驴，只要他在彻底受伤之前把老者杀死，那他就算赢了。所以无数道电鸣风山全都被他硬扛了下来，气喘吁吁。吃完凝神果后，红蓝药又继续接上，就像不知疲惫的机器人。双方就这样你来我往，机械的对峙着。老者也不厌其烦，默认了这样的打斗。无聊的几分钟战斗过去后，
老者终于到了极限，死！他的灵魂再也承受不住魂火的灼烧，倒吸了一口凉气。技能中断了，好机会！江疏雨眼底灵光一闪，加快了攻击速度。老者的哀嚎声一道比一道凄惨，终于躺了下去。他的身躯骤然爆炸，化成了五色的气体，朝着空中飘去。那星星点点的雾气，唯一不正常的就是消散的地方太过集中。江疏雨已经猜到了他们要凝聚成什么，他赶紧把傀儡和魔法师收了起来，放着他们好好休养。击杀 LV46五行尊者，亚洲级 BOSS， 经验加460000，获得残破玄武之章、月千粒子、仙石、终极新功法卷轴。残破玄武之章是一个传说级法杖，需要修复后才可以使用。月千粒子是制作月千符的东西，仙石也是传说级物品，在踏入3阶时可以觉醒天赋。至于终极新功法卷轴，就连修士大会的奖品都才只是初级而已。他被眼前的收获惊呆了，怎么全都是传说级物品？不是他开挂了，就是老者开挂了，不，肯定是老者开挂了。在这里面，他觉得最不值钱的就是那个只值1亿左右的功法卷轴了，因为其他东西的价值他根本无法估量。早就偷偷跟着江疏雨的百里奚，此时也从藏身的城墙上跳了下来。怎么会是玄武之章呢？我没有眼花吧？百里奚的眼里含着激动和不敢相信。江疏雨从没有见过他如此失态，看样子这东西非常重要。西西，冷静一点，这个玄武之章是什么？他直接把手中的法杖递给了百里奚，百里奚小心翼翼地接过，小手抚摸着上面的裂痕，还有法杖顶端已经有了缺陷的凹槽。疏雨，这是真的玄武之章，我曾经在典籍中看过一模一样的东西，这是神级五行尊者景霄的武器，但是在他参与一场大战之后，就跟着景霄尊者一同消失了。突然，玄武之章爆发出了五色的刺眼光芒，百里奚吓得将法杖丢了出去。江疏雨赶紧给二人套上了6段甲。后生，不要那么害怕，老夫又不吃人。一道苍老而沉稳的声音从法杖中响起，法杖中升起了一个虚影，还有些模糊，但随着他吸收的五行之气越多，身形就越发清晰了。百里奚的眼睛在江疏雨的肩膀上眨巴着，牢牢盯着对方，然后突然睁大。他从江疏雨的背后探出头来，请问您是景霄前辈吗？您为何会是这个模样？虽然都是问句，但他已经肯定了，眼前之人就是景霄。哦，没想到小姑娘，你竟然认识老夫，难得呀！百里奚赶紧拉着江疏雨一起行礼，见过景霄前辈。不难得。景霄前辈，您不知道玄武城有个专门给您供奉的庙宇，里面有您的生平事迹，还有您的画像和雕塑。晚辈曾被长辈带着去拜过您，虽然没觉醒出召唤师，嗨嗨。不说这个了，您为什么在这法杖里啊？江疏雨的眼底也尊敬起来，他是知道景霄的，但是他看的典籍记载之中没有景霄的画像，所以才没认出来。哎呀，没想到啊，老夫如今一缕残魂，竟然还有后生记得老夫，值了。就是那个生平事迹写了我什么？没有什么糗事吧？景霄还是担心有损友坑他，让他给后辈留下这么一丁点不好的印象。没有没有，百里奚赶紧摇头，弯着眸子，眼底划过一抹狡黠。哦，那就好，那就好。景霄放松了下来，笑盈盈地看着二人。可说正事吧。景霄一手背着，一手放在胸前，看着远方。当年7号阵营这里出了意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能量打破了空间，连通了人族和魔窟的地界。你们应该也从那幻境中看到了，五行魔王带领着1000万大军大肆入侵我人族领地，所以我便带着五行军开门迎敌。后来要不然我们人族动用了法则之力，恐怕也不能剿灭五行魔王和他的大军，只是可惜天人相隔，我的将士们再也不能和他们的亲友团聚了。景霄没有伤感多久，立马提到了重点。老夫正是在那一场大战之中得到了月千粒子，上面记载了魔窟里的一个位置，具体是哪里老夫也不知道，不过你可以找人做成月千符，进入魔窟一探究竟。景霄说完顺起了自己的胡子。江疏雨垂眸思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月千粒子的价值高得难以想象。前辈放心，晚辈一定不负所托，回去就将其交给玄武大帝，如果不能见到。还没等他说完，就被景霄的哈哈声打断了。臭小子，这东西老夫就是给你的，已经和你的神魂绑定在了一起，你想交出去，哼哼，没门。哦，对了，那个仙石也是老夫送你的，也跟你的神魂绑在了一起，你可别想着拿去送人。景霄叉腰昂头的一瞬间，江疏恍惚间看到了匹诺曹的长鼻子和他的狐狸尾巴。这位前辈是有多不待见别人？对了，后生，你是不是已经有天赋了？江疏雨点头，是的，虽然是系统送给他的，但也算他有吧。景霄乐呵起来，那太好了，那你一定得去找苍穹石，在踏入2阶的时候，务必再觉醒一个天赋。等你用仙石觉醒3阶天赋的时候，没准你就会成为我们人族史上的第2位3天赋修士了。到时候我人族的强盛一定会再达一个顶峰。他的眼底火热起来，人族能够有众多佼佼者诞生，他越开心。当然，如果是他看中的人，那此生无憾。老者的期冀触动了江疏雨的心弦，晚辈一定不负前辈期望。只是来这个副本的人这么多，您为何偏偏选中你是吗？景霄哈哈大笑，我这些可都是好东西，怎么能便宜了那些小菜？嗨嗨，那些后生都不太行，送给他们是暴殄天物，懂吧？老夫宁可彻底消散，带着这些宝贝魂归西天，也不愿随意托付。前些时日有个小姑娘倒也不错，可惜她是和一群人一起进来的。景霄突然飞到了江疏雨身前，凑得老紧，左飞右飞的看她的侧脸。好家伙，你和那小姑娘长得还挺像，这年代变了吗？优秀的后辈都长得差不多，什么情况？景霄回到了半空之中，一手背着，
一手捋胡须，在半空中飘来飘去，百思不得其解。感觉玄武之章比玄武之杖好听，所以输入法打出来之后直接用了，嘻嘻。前辈，您看是不是他？江疏雨直接取出了他和姐姐奶奶的画像，卷轴一抖，打开。景霄连忙飞了回来，凑在画前。这下老夫理解了，难怪你们都如此优秀，感情是一家人啊。实不相瞒，前辈所说的小姑娘就是我的亲姐姐，我一直在寻找她的下落。啪！景霄大手拍在了江疏雨的肩膀上，嘴巴还给自己配了个音。你小子算是问对人了，老夫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过你可得问快一点啊，老夫有些困了，得赶紧睡个觉去。说完，老者还打了个哈欠。哼，也不用那么谢，知道姐姐平安就好。江疏雨傻笑起来，全然变成了一个傻小子。只要前辈您告诉我，我姐姐她现在多少级就行了。哦，行吧，那小姑娘现在已经 LV42了，不对，应该说当时 LV42了，现在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凭你姐姐的实力，估计更高了。江疏雨呆住了，本来他还以为自己的脚步足够快，可以很快赶上姐姐和她并肩作战，可是现在看来，他苦笑起来。景霄又飞到了他身前，摸着他的头，后生不要那么沮丧。你能进入这个副本走到这里，应该知道级别说明不了什么，对吧？而且你应该心中清楚，才 LV33，能一个人打完 LV36亚洲级副本，还带着小姑娘的也只有你一个人了吧？再加上你的修炼之道独一无二，还和你的天赋搭配的非常契合，想要越级挑战不在话下。只是你的召唤生灵太容易被控制了，要是被敌人抓住你的弱点，这不用老夫多说了吧？这一点晚辈也很苦恼。江疏雨没有否认，这是他一直以来尤为担心的缺点。所以你觉醒天赋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控制类或者屏蔽控制的天赋，或是觉醒出反控制的技能。景霄把他能想到的能提点江疏雨的全都说了出来，口若悬河。百里奚因为家族血脉是法师，所以也认认真真的记下这位五行尊者的经验，好带回去交给爷爷他们。两人心里都知道，景霄所说的沉睡怕是一睡不醒，所以这些宝贵经验传下去的希望只有他们二人。前辈，玄武之章还是留在这里吧，毕竟也是陪伴了您多年的。臭小子，老夫说要给你就要给，只要修复好，他还是传说级的战力，不知道可以为我们人族增加多少助力。我的灵魂早就融入在了其中，等我的老伙计玄武之章修复好了，也会比从前更强。景霄说的意气风发，然后凝重地看着江疏雨，小子，你可要给老夫找一个配得上他的人，不然老夫做鬼都要跟着你。他说完哈哈大笑起来，拍了几下江疏雨的肩膀。你小子，老夫还是想跟你说一句，老夫真他娘的欣赏你。他知道江疏雨不会用法杖，也知道百里奚不适合，只能将自己最后的遗愿托付给了江疏雨。正直的人所看重的人，一定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副本入口前，景霄前辈这一生都奉献给了人族，真是英雄抱憾。百里奚悠悠叹气，不，景霄前辈的愿望，我们一定能为他实现，不让他抱憾终身的。就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景霄前辈这样的人，我们人族才会和魔窟抗衡至今，才会越来越强。总有一天，我们人族一定能把魔窟剿灭。江疏雨放出壮志豪言，他坚定的模样落在了百里奚的眼中。对，我们一定可以。那两个小修士真的出来了，不会又打通了亚洲级副本吧？变态啊，太厉害了！看来他的光芒会越来越明亮，不愧是我玄武星火，咱们也只有羡慕的份吧。人家不仅修炼之道恐怖，还觉醒了天赋，真的要哭了。你现在说话的模样超级像那些凡修，兄弟稳住啊！副本入口前的人都注意到了二人，得益于说书先生的功劳，现在江疏雨不知道收获了多少粉丝。陆金安等人早就打完副本出来等着了，正在吃酒烤肉，看见江疏雨的第一时间就举起剑挥舞起来。江疏雨和百里奚相视而笑，走了过去。师弟师妹，来，刚出炉的烤肉，快来尝尝。江师弟来，你坐这儿，快跟师兄讲讲亚洲级的呗。多谢师兄。其实亚洲级副本里，陆金安和一众男修热情地招待起江疏雨，把林百威推到了百里奚那边。哼，大猪蹄子！林百威抱着胳膊，有些气愤地瞥了陆金安一眼，就拉着百里奚去了另一边。噗嗤！百里奚忍俊不禁，师姐，师兄这样对你，你一会儿可得好好教训教训他，让他给你烤一大堆好吃的，再给你开壶好酒。林百威的眼睛亮了起来，师妹你真聪明。为了感谢你，来，师姐给你弄烤鱼吃。太棒了，师姐烤鱼的技术我说第二，没人敢抢第一。那是。就这样，百里奚这边哄着林百威给他弄好吃的，那边江疏雨就跟师兄们说说笑笑。师弟，接下来你和百里师妹还要再刷一遍副本吗？不了，我要带西西去杀魔兽赚积分。江疏雨摇头笑道，也许这个副本比较适合师兄师姐你们，但是不太适合我，不能用枯骨烂渣的都不是好副本，还不如回玄武圣地的副本大阵历练。而且星尊给他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再进去刷一遍副本完全没有必要，还不如多赚点积分去用阵营里的道场修炼。那师弟师妹，你们一路保重。各位师兄师姐，你们也一样，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随时联系我。哈哈，那是自然，恐怕就没有你打不过的副本。众人都笑了起来，在笑声中相聚，在笑声中分别。陆金安、江师弟和百里师妹都走了，你还发什么呆呢？没什么，就是想着修士大会里那些 LV24到 LV35的人碰到江师弟可就惨了。陆金安回过神来，笑着，那是肯定的，LV32就敢进 LV36的呀。周级副本还全部打通关了，
林百威幸灾乐祸地笑着，到时候啊，我一定要去好好看有僵尸帝的比赛，一定精彩得很。咚咚咚咚咚，突然间战鼓累累，还有好几颗信号弹被放到了天上。魔窟偷袭，各防守卫队做好准备。一道声音响彻在这片小城池之中，不少人紧张地站了起来，而另一部分人则是见怪不怪，还劝大家放松，不要那么紧张，估计是附近打开了什么通道，放心吧，有守卫队在，不会有事的。估计也就是几千只魔物和几十个魔头，我们这里人这么多，想要解决不过是弹指间。是啊，你们都放松点，这里每个月都会有那么1-2次的，我们都习惯了。许多人这样劝说下来，新来的人都逐渐放松下来。但陆金安并没有放下手里的剑，万事小心为上。整个守卫队已经摆开了阵型，严阵以待，忌惮着远处即将袭来的魔气。看到魔气的方向，陆金安的心中慌了一瞬，不好，师弟师妹刚刚就是朝那个方向走的。江师弟再怎么厉害，也不可能同时对付几十个魔头。陆金安慌了神，担心起他的处境来。什么？糟糕了，不会出什么事吧？林百威也着急起来。虽说这里大多数人看起来都很放松，但连守卫队的2阶修士都迅速准备好阵型，来偷袭的魔物一定不简单，说不准还有不少高阶魔头。陆金安，你放轻松点，别太担心了，没准师弟师妹他们早就换了个方向离开了呢。但愿如此吧。江疏雨和百里奚正扫荡着此地的魔物，就感觉水幕波动起来。疏雨，百里奚忽然紧张起来，我们不会又遇到魔王了吧？没事，先看看再说。两人退后了几步，一个比他们上次遇到的还要大上许多的通道出现，魔气如海浪般汹涌而出，整个水幕附近顿时充满了血魔的身影，还有各种魔头冲了出来。血，美味的血在哪儿呢？我要吃人族的心脏，我要吃掉他们的脑子！魔头们激动不已，这还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可以吃到传说中美味的人族。唰，轰，剑落，魔法！他们还没有认真的看一眼这个世界，眼前便被血挡住了。什么东西这么快？是谁在攻击我们？难道我们走错了？这里不是修罗之地？魔头们惊惧不已，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被影子绑住了，只看到一道道银芒从眼前闪过，还有各色光华。会飞的魔头早就被江疏雨让傀儡砍掉了翅膀，限制了他们在空中钳制自己的机会。疏雨加油，待会儿一遇到魔王我们就跑。江疏雨让200多个傀儡直接守在通道前，只要有魔头出现就直接斩杀。至于魔物，就看鬼灵魔法师们的群攻攻击了。砰！一道爆炸声响起，整个通道口前安静了一瞬，10几个魔头瞬间凉凉。击杀 LV45 花魔，经验加225000，获得魔花，积分加25。江疏雨这次已经没有那么大胆，把魔头丢进通道后再炸了，能减少1分引来魔王的可能，对他而言越有利。毕竟自己不是他的对手，只能猥琐发育，等时机成熟后再一击必胜。通道之后，无数的魔头争先恐后冲了出来。砰！他们和之前的那一批一样，还没有看清修罗之地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就已经栽在了地上。幸好已经解决了一批，炸起来方便多了，积攒积分和经验瞬间变得轻松起来。江疏雨的第一个花纹也终于点亮。要知道，许多捕魔人成为亲文士官之后，好歹也要花1年半左右才能继续晋升。然江疏雨不在这个范畴之内。哇，疏雨，你都1花了，那我是不是也快了？百里奚抱着他的胳膊撒起娇。江疏雨点了下他的鼻子，瞧你高兴的，嘻嘻。第3波魔头如期而至，一个爆炸声过后，百里奚的军衔也多出了一个花来。10多分钟以来，已经冲出了好几波魔头，每一波至少有20只，还有成批的血魔已经变成了尸体，堆在了通道入口前。亡灵傀儡们不得不分出一部分人手，将这些尸体朝2侧推去，才不至于挡路。而通道也不稳定起来。突然，5个身影出现在水幕中，而且他们的身形比之前的那些魔头都要巨大。高阶魔头，硬菜终于上了。江疏雨弯起了唇角，在其中3个身影出现在他的视野中时，就施展了枯骨烂炸。啊！几个剑魔被炸飞，摔到了地上，受了重伤。这时他们才察觉到，之前的先遣部队全都死了，满地的尸体全都是不远处那个人族的杰作。回去报信。他们这个念头刚起，想要朝着通道冲回去时，就被拦了下来。各位别走啊，留在人族吧。江疏雨轻笑着，又是一次枯骨烂炸。砰砰砰！为了保险，这次他直接炸毁了3个魔头的尸骸。这几个剑魔原本在魔窟中算是实力强横的种族，浑身黢黑，头顶还有2个漂亮的红角。可他们此时连一剑都还未挥出，就横死当场，最后给江疏雨留下了经验和积分。水幕上的通道越发扭曲了，而那几个身影也在犹豫着，如果在穿越通道的时候空间不稳定，直接被空间碎片切割，那岂不是很亏？江疏雨挑眉，没等他们犹豫多久，江疏雨就让傀儡把3个剑魔的尸骸给丢了进去。砰砰砰！击杀 LV48剑魔，经验加240000，积分加250。没想到后面还有那么多，啧，20多个提示弹出后，直接惊呆了江疏雨，而2人的军衔再度增加了一个花。天哪，亲文2花！疏雨，跟着你果然就只有吃香喝辣的份，积分升级都不愁。临时通道在那一波强力爆炸之后彻底关闭。那当然，江疏雨摸摸他的头后，便拉着他继续出发。这个地方只留下了一片尸体，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而在那座小城池内，还有不少修士等待着魔头们的袭击。防御阵法每一次检测到通道都不会出问题，这次应该也一样。奇了怪了，
那些魔头都去哪儿了？不来杀我们了吗？要我说，他们是不是迷路了呀？不知道，这通道都关闭了，他们还不来，没准是真迷路了。我们再怎么猜也没用，还是去看看吧。成，正好看看发生什么事儿了。众人一拍即合，朝着刚才魔气涌来的方向走去。死，这也太残暴了吧！怎么全是尸体？关键还全都死在通道入口前啊！这哪位大能解决的？也太变态了！天呐，连剑魔都有，这些魔头也太惨了，看样子都没来得及反抗。陆金安一行人也来了，10几个人四目相对，心中颇为惊骇。这手笔怎么看都怎么像僵尸帝的，毕竟他们2人之前就是朝这个方向过来的。咕噜，林百威咽了口唾沫，师兄，你说会不会是师弟干的？非常有可能啊，凭他的实力，想要解决掉这些魔头，确实没问题。看来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僵尸帝太可怕了，一行人再次刷新了自己对江疏雨的认识。陆金安立马做了一个决定，大手一挥，走，我们回去打副本吧。等我们都到了 LV42 后，就在修罗之地上肆意捕魔，赚取积分。从城池中赶来的那一波人围着这些尸骸也看不出什么花来，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去。反正只要是人族的手笔就没有问题，这样他们可以安全一阵子了。江疏雨和百里奚一直在7号阵营外的修罗之地转悠，而且越来越深入。只是2人不再像之前那么好运，可以刚好遇到魔头入侵，只能在这片漫无边际的战场之上四处寻找目标。当然，最多的还是血魔了。几天下来，2人的积分都不如之前积攒的快。疏雨，明日我们就该回去了，得好好准备一下。百里奚提醒了一句。是该回去了，还有3日就是修士大会了。江疏雨自然记得2人和南宫寒雪3人的约定，明日回玄武圣地休息1日后，就找他们3人一起动身去金玉城，正好明日可以交任务。在这里到处都黑漆麻乌的，没有星月，也没有皓日当空，好怀念啊。百里奚的声音充满了幽怨，当然更多的是期待。参加修士大会的时候，我就带你到处逛逛，去看各种各样的风景可好？江疏雨自然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立马做出了决定。真的吗？太好了，我想看日出。要你陪我看？没问题。百里奚才笑了一瞬就顿住了，连忙取出了虚空收纳狱中的紫盘。是修罗王！2人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喜。终于找到你了，修罗王！秦初征激动不已。修罗王每次只会出现半个小时，然后消散，行踪不定。如果他只固定在一个地方，那就算了，关键他老是游走在7号阵营到9号阵营之外的修罗之地，范围太过广泛。他才通过母阵盘给百里奚去了信，就遇到了一队人马。你们是为了修罗王？你也是。双方眯起眸子，做出了防守姿态，抢夺赛一触即发。那一队人马毫不留情地朝着秦初征丢出技能，各种剑士、法术、魔法、剑气朝着他砸来。秦初征立马召唤出凤凰，朝着空中飞去。即便到了空中，那帮人也不肯放过他。秦初征只能让凤凰快速闪避着，一边朝下方的人丢出攻击。西西他们怎么还不来？秦初征的眉梢写满了着急之色。对方的实力都不如他，但是人多，有坦克挡住伤害，也有辅助随时治疗。如此僵持之下，两方的实力看起来差不多。原本火热化的战斗达成了一种平衡。此时又有一队人马赶来，他们根本看都不看秦初征这边的交手，直接朝着修罗王攻打而去。呸！渔翁得利。和秦初征对峙的那帮人也不屑他们的做法，但秦初征又哪里肯放过他们？秦初征的眼底越发着急了。如果此时江疏雨在的话，一定可以扭转战局。说曹操，曹操到，江疏雨和百里奚就通过阵盘出现在了他的身旁。幸好提前感受到空间波动，凤凰直接拦下了对面那一方人马的攻击，但也不能完全拦住。叮！一支箭落在了江疏雨的6段甲上，然后轻飘飘地掉落下来。什么情况？百里奚眨巴着眼睛，而秦初征此时正好在放出护盾，想要拦下所有攻击。2人看清了周围的状况，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青松派的人，和我在同一时间发现了修罗王。剩下的事情不用明说了，再加上这些小门派就喜欢跟人抢东西，名声本来就不好。青松派，江疏雨的脸色黑了下去。这个门派在他心中的印象非常差，连赌副本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可见有多么丧心病狂。百里奚注意到他的异样，好奇地戳着他的脸：疏雨，你认识这帮人？不认识，但是打过交道。之前为了贪婪王寿和把整个副本堵住了，不让人进，所以我把那帮人全都解决了。全都？百里奚愣了一瞬，干得好！谁让他们这么嚣张跋扈的？当修真界联盟是吃干饭的吗？哎，冤家路窄，看来我和他们是要不死不休了。江疏雨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一边打趣着，一边看向了那帮人。江疏雨！一声大喝从地面上响起，秦初征和百里奚也跟着看向那个人。何月东！江疏雨抱着胳膊，挑眉看向那个满眼怒意的人。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何月东眼底的嫉妒和愤恨，虽然他一点都不在乎，但他不喜欢。真巧啊，竟然能在这里遇到你这个贪生怕死之辈。何月东愣了一瞬，羞怒道：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老子分明是英雄好汉！吃！江疏雨罕见地嗤笑起来，毫不留情，嘴吐刀子。是不是胡说八道，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大考之时，你的所有表现，玄武大陆的那些大能可都一清二楚。此时，百里奚正在后方和秦初征交谈。初征姐姐，这个人是什么情况？他是青松派的少主，这次他们门派就是为了他出来找苍穹使的。啊，不是要等到 LV48才用得上吗？他现在才24，那么着急做什么？不知道，
可能觉得自己以后没机会遇到吧。轰轰，秦初征也不知其所以然。突然，修罗王那边传来了动静，他才恍然想起来有渔翁在。糟了，要被人抢先了！江疏雨，你有什么办法吗？师姐，你先去那边拦住他们，青松派这里我来处理，待会儿过去找你。行，你小心点，这些人都在 LV42到45。秦初征叮嘱一声，就带着二人落在了地面上，乘着凤凰赶了过去。少主，那人过去了。何月东不耐烦地抬起手，阻止那个人，先对付江疏雨，那个女人待会儿再收拾。其他人看了眼江疏雨的等级，心中大定，先解决这个人也没问题，反正才 LV33，比刚才那个麻烦的女人好解决得多。哼，江疏雨，你知道为什么老天爷会让我在这里碰到你吗？江疏雨给了他一记白眼，那是因为老天爷想让我收了你。哼，死到临头还死鸭子嘴硬，要不是你本少主现在已经是玄武圣地的弟子了，都是因为你，我才被踢出了大考，我才没有夺得郡首席之位。此时不仅江疏雨满脑子问号，就连知道湘菜郡排名的百里奚也受不了了。喂，你这个人瞎巴巴什么呢？你前面还有3个人你都比不过，还想拿到郡首席？做梦呢吧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就瞅你那个懦夫样，你还想拿第一？回家洗洗睡吧，脑子有病就多去医馆看看。谁不知道能进圣地都是凭自己的本事，自己没本事就算了，还赖到别人身上，脑残！江疏雨的醉犟嘴替百里奚上线后，就连他都要甘拜下风，不禁莞尔。这就是被媳妇护着的感觉吗？还挺好啊！你这个疯婆娘都在说什么疯话？你们快给我上啊！把他们都给我杀了！何月东气急了，顿时暴跳如雷。一个 LV45剑修当即抽出剑冲了出去，全身都是黄级武装，基础攻击加上武装叠加和增幅，他的攻击数值已经超过了1万，战力强得可怕。哼，江疏雨，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应付。让这位剑修出马，我还觉得小题大做了呢。何月东似乎已经看到了江疏雨跪地求饶的模样，邪恶地笑了起来。嘎吱，一个亡灵傀儡挡在了江疏雨身前，他轻飘飘地抬起剑，枪，2把剑相互对撞，摩擦出火花来。傀儡手中的剑也绽放出黄光。刚才一脸必胜姿态的剑修僵住了笑容，眼底写满了惊恐。对方这一击要是顺利打下来，他非死即伤。他立马开启护盾，想要把这波攻击拦住。噗！他口吐鲜血倒飞出去，护盾早就在他打开的一瞬间破碎了。重伤了！青松派的一帮人都看得出来，这位剑修已经受了重伤，包括何月东。快，给他治疗！射手、道士、魔法师、法师，快给我一起动手！何月东立马做出了反应，分配起任务来。一时间，漫天剑雨和法术朝着二人丢去。吃！江疏雨不屑地笑了一声，将所有傀儡和鬼灵魔法师都放了出来。亡灵傀儡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提剑而上，而魔法师们也丢出了各自的技能。近100道魔法攻击就已经是何月东那边攻击的10几倍了，再加上刚才让剑修受了重伤的傀儡，竟然还有200多个。青松派一行人就在震惊之中被魔法吞没。射手们的速度快，灵巧的在这铺天盖地的攻击中躲避着，只可惜他们遇到的魔法不只是单体攻击，还有群体攻击。有盾士将法修牢牢地保护在身后，几位法修勤勤恳恳地丢着治疗术和增幅技能。啊！可几人之力哪里能阻止这上百个攻击？惨叫声接二连三地响起。其实他们比起拖油瓶何月东还要好上许多，好歹都是上了 LV40的修士，但何月东就宛如地里黄的小白菜一样，才一波攻击而已，就差点没命了。我一定是在做梦，他怎么可能这么强？他本来就已经够强了，为什么还这么厉害？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亡灵傀儡才不管他相不相信，已经拎着剑冲到了这一个队伍的面前，手起剑落。虽然每次打 BOSS 都要花上几分钟，但那是因为 BOSS 跟修士比起来，数据都要强上好几倍，甚至几百倍。如果没有治疗和增幅支撑，就算是血条再厚的坦克，也会被同等攻击力的 BOSS 分分钟解决。所以在亡灵傀儡面前，剑修和盾士根本不够看，即便他们开了护盾，也没办法拦住傀儡和魔法师的攻击。法修们勤勤勉勉拖延着他们的生命，却也只能做到这一点而已了。想要逃命，痴人说梦。300多个召唤生灵已经将他们围得水泄不通，想要逃，往哪里逃？第2波魔法攻击已经落了下来，一个脆皮魔法师已经扛不住了，永远的躺下，闭上了他的眸子。江疏雨不是圣母，谁动了杀心，他就一定会把对方解决掉。现在时机正好。砰！何月东眼睁睁地看着那个魔法师的尸骸闪了一下光，随后他的耳边就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不，他不甘心地怒吼着，但最终还是带着这个不甘心下了地狱。整个场上只剩下了防御最强的剑修和盾士，活下来的2人这才慌张地看向了江疏雨，打量起他来。亲吻还是二花？2人此刻懊悔无比，这是踢到铁板了呀！这得杀了多少个魔物才能走到的位置？这是实力的象征，也是他们的催命符。噗！爆炸的余波还是带来了影响，江疏雨索性直接给2人来了魂火，送他们一程。诛杀派这边的人马虽然不及青松派的人数多，但实力明显强大了许多。寥寥数人里就有3个是2阶修士，都在 LV48上，而另外几个人也都是 LV48的修士。想要解决掉修罗王，并不需要花费多大功夫，所以就算秦初征在空中不断给他们施加骚扰，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停下攻击。甚至还有个2阶修士直接站了出来和他对轰。秦初征还不是2阶修士，等级也不够，自然不是对方的对手。仅吃了对方2个技能，他的护盾就被打散了。
不仅如此，对方还有控制技能，直接将秦初贞困在了原地，无法再进行骚扰。糟了，再这样下去的话，对方很快就能磨死修罗王了。秦初贞正在着急上火间，魂息就感受到了江疏雨的组队意愿。他惊喜地扭头看去，果然看到了二人走来。走在最前方的亡灵傀儡的手里还拎着2个死人。秦初贞不敢相信地朝之前那方人马看去，那里只剩下了一地横尸，竟然全都杀了。他虽然高傲冷漠，但也不过杀妖兽魔兽罢了，从未对人动过手。他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丝惧意，这样的人也太可怕了。轰！烈！凤凰腾的尖叫一声，连带着还在发呆的秦初贞都被炸飞开来。呵呵，那位二阶法师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法袍，笑了起来，真是不自量力呢，居然敢跟姐姐我动手。什么东西？一个黑影突然朝他的头砸来，他立马向后退去。等他看清那人身上的绿底松纹袍，鼻尖充斥着血腥味后，差点说不出话来。这是我们有盟的人。他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就想转身跑去，可惜已经晚了。砰！在他死前，耳边就是这么一道声音，轰得整个脑海都嗡嗡作鸣。不止他，就连他身后的伙伴们都受到了波及。一场爆炸过后，又是一道黑影飞来。砰！2次爆炸过后，除了防御最强距离最远的盾势之外，全军覆没。秦初贞的坐骑凤凰抱着自己的翅膀，浑身发抖，他也瞠目结舌看着这一切。他刚刚在这里骚扰半天，反而还被别人控制，结果江疏雨一来，对方就只剩下一个人了。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这些人怎么一下子就死了？他和凤凰动作整齐地擦着各自的眼睛，想要重新看清眼前的一切。吱吱，快给我丢治疗！还在一心一意扛着修罗王伤害的盾士，对身后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他已经受了轻伤，平时配合默契的法修妹妹此时并没有给他治疗，让他不得不催促起来。可是好半天都没有什么动静，他只好开启了极致防守，打算再撑一下。呼！感受到修罗王再也不能给他造成任何伤害后，他松了一口气，回头看去。死！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只看到成百的傀儡正包围着他，手中还提着剑。这什么情况啊？吱吱！阿尤！他一边故作疑惑地喊着，一边朝着后方退去，想要找机会逃跑。江疏雨早就洞悉了他的小心思，直接甩出了影子纠缠。这是什么？我为什么动不了了？在影子的拥抱下，他想要做出一个动作都费劲，更何况跑。糟了！他的眼底划过了一丝警惕，果然看见傀儡们朝他跑了过来，举起了剑。在开启防御状态的他，此时并感受不到雷霆万钧的恐怖，但那正在流失的护盾值让他心中害怕不已。眼看着极致防守即将被破，他只好使出了保命绝招群体护盾。虽然护盾值比不上极致防守，但也可以为他争取到一些时间。可惜这点时间并不能挽救他的命，已经有好几个死人从他的头顶飞来。砰砰砰！一连好几次爆炸后，那个盾士再也看不到了明天的太阳。而他一死，被爆炸波及到的修罗王愤恨地看向了江疏雨，就是这个人伤害了他。修罗王瞬间化为了一道青烟，消失在了原地。咻！二女都听见了急速的风声，百里奚紧张地大喊起来：“疏雨小心！”他过去了。没事。江疏雨一边大喊回应，一边又换出了新的6段甲，不过是3万攻击值罢了，数十万的防御还是能抗的。而且他早就想好了怎么击杀修罗王。虽然对方的攻击和防御都已经超过了亡灵傀儡，而且所受到的 AD 都会减半，但他这边依旧可以使用题海战术，只要磨上一会儿，耗也能把对方耗死。再加上对方并没有控制，只有回血技能，完全不需要操心。这一次，江疏雨完全带入了肉盾加输出的角色，一边扛着伤害，一边挥剑和对方对轰。亡灵傀儡和鬼灵魔法师们就在外围不断朝着修罗王丢出技能。秦初贞直接傻了眼，然后立马反应过来，让凤凰参与了这场战斗，他也使出技能朝修罗王丢过去。再加上秦初贞的 AP 具有光明属性，和修罗王刚好克制，所以伤害翻倍。百里奚也没放过历练自己的机会，现在他是真的想变强了，于是每每趁着修罗王不注意，就朝着对方施展致命一击后退出重围。短短半分钟过去，修罗王受到的伤害就远远超出了刚才10几分钟内所受到的攻击，只有他一个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不甘心！修罗王的眸光狠厉起来，张开双臂朝天大吼：啊！尖锐的声音穿破天穹，在天空之上的秦初贞立马被这道尖锐的声音洗脑，双目失了焦距。烈！凤凰及时唤醒了他，吓得他惊出一身冷汗，自己竟然着了道。他再看向江疏雨和百里奚，二人哪里像被控制过的模样，一点事儿都没有。是的，两人身上出现了一个紫色的结界，将二人笼罩在一起，影盾直接把那个声音给吞没了。修罗王的身上出现了无数道黝黑色的链子，他要吸血了。可是好巧不巧，他绑住的全都是傀儡和江疏雨二人，傀儡们哪里有血给他吸？而江疏雨二人不用说了，两人身上都有6段甲，直接将他这个攻击给挡住了。好！修罗王不甘心的怒吼一声，朝着他周身施展出了虚弱。但这些攻击即便再虚弱，依旧也是上百道攻击，如此叠加下来，也能让他痛苦不已。僵持了几分钟后，修罗王的气息越来越虚弱了。秦初贞激动地看着这一幕，将修罗王的模样收进眼底。我等了好久，期待了好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若不是为了苍穹石，他早就已经升到了 LV48，踏入2阶修士行列了。他所有的付出全都是为了拿到苍穹石，能够提高那么一丝丝踏入传说之上的可能性。就算只是修炼之道蜕变成更加精纯强大的圣明法使也可以。等他踏入3阶之时，才有机会变为圣明法尊。
世人都不知道传说级修炼之道也分3等，现在他这个圣明法师不过是最低等的而已。我一定要成功！他的美眸一眨不眨地盯着修罗王，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越来越快。击杀 LV48修罗王，黄级妖兽，经验加320000，获得修罗之剑、修罗之笔、修罗石、修罗花、苍穹石星号5。啊，是绿级武器，发财了发财了！百里奚激动不已，捧着这2个东西看了起来，心中估算着价格。西西，这个咱们不卖，匕首送给你了。开玩笑，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要买？江疏雨是缺灵石，但也不会那么丧心病狂。黄级妖兽打出来的绿级武装附带的技能肯定比其他妖兽打出来的强，还有特殊属性。这个修罗之笔可以无视 AD 1分钟，算得上是绿级武器中的顶配了。对于百里奚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兵器。百里奚兴奋地跳了起来，或者江疏雨的脸亲了一口，把他瞬间弄得呆傻起来。这是师姐的苍穹石。噗嗤，江师弟，你怎么还结巴了？秦初征那没有错过刚才那一幕，好笑的打趣着，又郑重地接过了苍穹石。嗨嗨，江疏雨轻咳一声，掩饰尴尬。总不能说他还没有习惯西西亲他吧？那得多丢人。对了，修罗花可是制作修罗簪的必备材料，做出来之后价值不菲，也很实用。如果你没有找到炼器师……秦初征没说完，百里奚就跳过来抱住了他的胳膊。安啦，没事的，初征姐姐疏雨他可是星尊的徒弟，还能委屈了他不成？什么？他是星尊的徒弟？这个爆炸大新闻让秦初征缓不过神来，星尊竟然还会收徒弟？虽然没有听说过，但是百里奚的身份在这里肯定不会胡说，而且江疏雨的实力，如果说他是星尊的徒弟，确实也配得上这个名头。你这次把青松派的人都杀光了，还有他们的少主，以后可得小心一些，他们睚眦必报，肯定会找你算账的。这样吧，这段时间还是不要太招摇了，最好不要把有关修罗王的东西展示在外面，否则会引祸上身。就算有星尊在，他们明面上不敢说什么，但就怕敌人隐藏在暗处，知道吗？秦初征斟酌了一下，还是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谢谢师姐提点，我把看到这一切的人都杀光，就是为了防止泄露。江疏雨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知道何不去是位踏入3阶的强大修士，如果他想为儿子报仇的话，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招架不住。哎呀，看来这把武器用不着了，以后给我换把新的吧。百里奚摊开手，将匕首还给了江疏雨。好，没问题。江疏雨临走之前又把其他尸骸全都炸了一遍，不留下任何痕迹。这样一来，青松派想要查到他身上根本难如登天。与此同时，3个阵营的范围内全都收到了一个消息，虽然一闪而过，但几乎所有人都没有错过上面的文字：修罗王已被击杀，修罗花掉落。我的天啊，修罗王被找到了！哪一帮人这么幸运啊，竟然能遇到修罗王？大哥们，这不是幸不幸运的问题好不好？那好歹也是个黄级妖兽，实力也不容小觑的好不啦？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前也不是没有人找到过，10几个人雄赳赳的去杀，结果反而被修罗王给杀死了。啧，那个惨！原来修罗王这么恐怖的吗？看来是我眼拙了。青松派掌教，修罗王被杀了，还掉落了修罗花。哦，是吗？千真万确，太好了，我儿有望成为传说级修士了。何不去根本没有细想，已经觉得苍穹石是他儿子的掌中之物了。何月东大口被逐出，本就让他遗憾不已，但没有圣地培养又如何？没关系，他好歹也是一个门派掌教，他的手底下人力、物力、财力都有，能派出一帮实力不弱的修士陪着儿子在修罗之地历练，还能让那小子常常记性，顺便再磨砺他懦弱的性格。他相信，经历过这段时间的沙场战争之后，何月东一定会有所蜕变。而且在整个修罗之地寻找苍穹石的人也不多，如此想当然之下，他直接站起身来，走，随本掌教去找个炼器师，好好为我儿接风洗尘，到时候有了修罗簪，我儿的实力也能强上许多。9号阵营，哇，疏雨，咱们之前寄卖的东西竟然全都卖光了，这下可发了一笔小财。哎，才2亿而已，你不是说根本不够用的吗？哎呀，人家这不是鼓励你吗？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江疏雨愣住了，好，咱们发财了。买完几瓶紫药之后，江疏雨就和百里奚携手到了传送阵秘境。时间过得真快，后日就是修士大会了。南辰星靠在躺椅上一晃一晃的，靖哥哥，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小苗苗的任务完成没有？闭目养神中的李靖瞥了他一眼，等他回来，你不就知道了吗？这么着急做什么？我着急？好小子，你是不是提前看过了？南辰星哼了一声，算了，没事就行。嗡，空间中有一道波动传来，想都不用想都能猜到是江疏雨。南辰星立马端正了坐姿，假装喝茶。疏雨拜见星尊，李大师，这么快就赶回来了，是不是任务完成了？南辰星眯着眼睛，扬起唇角，是的，弟子信不辱命。江疏雨抱拳行礼后，将五行石和魔坠取出来。很好。南辰星刚接过这些东西后，就看到了他的军衔，表情古怪不已。你这是跑到魔窟里面了？怎么杀了这么多魔物？他可是记得这小苗苗是带着百里奚去修罗之地的，如此都能到青文二花，速度简直快得不能再快。就算是杀魔头，也不知道要杀多少。星尊是弟子运气好，遇到了一些高阶魔头。江疏雨把军衔升得这么快，归咎于运气好，完全没想到南辰是觉得太夸张了。那可是高阶魔头啊！小苗苗，你竟然能对付，可以啊！南辰星毫不吝啬自己的夸赞。疏雨，你能不能说说你是怎么对付的？李靖忍住笑意，
帮南辰星问了起来。是这样的，我们正走在修罗之地和魔窟的交界处时，刚好遇到魔头入侵，所以我就直接迎敌了。江疏雨一五一十的全都交代完，南辰星哈哈大笑，就连一向稳重的李靖也绷不住了。好小子，那魔王镯指不定得被你气成什么样，竟然还能伤到他。疏雨，这次干得很好，下次继续。南辰星更是估计江疏雨下次继续炸着。对了，星尊、李大师，弟子还在副本3门里遇到了景霄前辈。哈哈哈，不太行，老衲人，我可是记得当初你也进去过呀，是不是？李靖直接笑出了眼泪来，没想到咱们鼎鼎大名的星尊，竟然都不能入那位老前辈的眼。哼！南辰星撇撇嘴，那是因为我当初修炼之道还比较差劲，景霄前辈看不上不是很正常吗？在景霄驰骋沙场的时候，江疏雨眼前这2位都还没出生呢。在南辰星到了级别去打3门副本时，也同样选择了亚洲级副本，而且全部通关。只可惜他也是和一群人一起去的。你还笑？你又不是没去过。南辰星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但我又没有去打亚洲级副本，遇不到很正常吧？李靖悠悠回嘴，话锋一转，话说连你这样的景霄老前辈都看不上，要求还挺高啊，说不定以后小苗苗的成就会比你还要可怕。废话，后浪推前浪，我们这些前浪就活该是被这些年轻人超越的，做人呢就是要有自知之明。南辰星喝了一口茶，咂咂嘴，不行，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我还是心里苦，想喝酒。靖哥哥，嗨嗨！江疏雨看不下去了，赶紧提醒。李靖一巴掌按在了南辰星的脸上推了过去，一手伸在江疏雨面前，那个跃迁粒子就给老夫吧，老夫给你做成跃迁符。江疏雨踌躇着看向了南辰星，就见他正在朝自己挤眉弄眼。江疏雨反应过来，赶紧取出东西。李靖接过跃迁粒子后，另一只手直接取出了玄武塔。玄武塔的好几层塔身都转动起来，其中溢散的灵气都飞了出来，笼罩在跃迁粒子上。跃迁粒子在空中悬浮，一个个繁复古老的文字浮现在他的周围。叮，一道刺眼的光芒闪过，跃迁粒子已经变成了一张跃迁符。李靖将符纸递给了江疏雨，我已经为你在里面标记了回到人族的坐标，以后你可以往返于2界之中，不过因为灵气有限，所以每次使用后需要冷却1个小时。江疏雨看着手中这个与其他传送符别无二致的跃迁符，心中忍不住感慨李靖的心细。如果跃迁符和别的传送符都长得不一样，很容易引起注意，劳烦李大师了。南辰星敲了下茶案，开口道：疏雨，玄武之章拿给我吧，我给你看看能不能找人给你修好。是。好家伙，确实是玄武之章，就是破损的有点严重啊。南辰星掂量了下玄武之章，然后小心翼翼地摸着上面的裂痕，叹了一口气，英雄迟暮啊。没等他感慨完，江疏雨又取出了一个东西放在桌子上。修罗花？那苍穹石拿到手了吗？拿到手了，得了5枚，给了百里奚1枚，秦初征师姐1枚，有准备就好。话说那个秦家小丫头倒也难得，硬是为了在踏入2阶的时候提升修炼之道的品阶，卡住了自己的等级。就算有秦家的资源，他此次成功的几率也不过6成而已，也不知道能不能得偿所愿啊。南辰星自然也是知道秦初征的事情的，秦家6成，那大名鼎鼎的星尊能做到什么地步呢？呵，具体几成不敢说，但至少是比秦家稳妥。南辰星的表情古怪起来，老李，你竟然炸我，真不厚道。我也没想炸你啊，只是想提醒某人，老怪物已经用上了那个东西。李靖笑得友善，落在南辰星眼里却像个世外高人。老李，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好，既然老怪物都这么大方了，那我也不能小气。南辰星一拍桌子，就看向了江疏雨。疏雨，拿2块苍穹石给本尊，本尊先提前给你把踏入2阶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哼哼，至少让你有8成把握升阶，而且还有3成机会觉醒第2个天赋。江疏雨当场呆在了原地，他知道升阶的可能性本来就微乎其微，更不要说还要觉醒天赋了。只可惜咱们相识太晚，不然的话，若是由我给你觉醒第1个天赋，想要成功8九不离十。8九不离十。江疏雨低声重复着这句话。他的第1个天赋是系统送他的，所以如果星尊出马的话，那下一个天赋觉醒岂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如果这样的话，自己确实有可能成为景霄前辈口中的3天赋修士。他抬头对上了南辰星的眼睛，就看见了对方肉疼的表情，心中当即有了底。看来他这次踏入2阶，星尊恐怕要出不少血。他赶紧站起身来，抱拳躬身行礼，多谢星尊。傻小子，还叫星尊呢？李靖笑呵呵地提点了一句。江疏雨立马想起来，百里奚曾经说过自己是星尊的徒弟，难道星尊早有此意？再看向星尊，就见对方正笑盈盈地点着头。他一撩衣袍，直接跪下，端起了桌案上的茶杯，双手递了过去。徒儿江疏雨拜见师尊。茶水举过头顶，他的双手有些微微颤抖，实在太紧张了。偶像即将成为自己的师尊，他觉得自己这算弯道追星了。等了许久，南辰星都没有动作。南辰星压抑住自己紧张激动的心情，终于把小苗苗收成徒弟了。他把手掌上的汗使劲擦在了衣摆上，才接过茶杯。待他喝完以后，空荡荡的茶杯落回了江疏雨的手上。以后你江疏雨就是我的徒儿，你为人严于律己，稳重沉着，是非分明，果敢决断。本尊倒是没有什么要指点你的，只是以后若是受到欺负了，一定要告诉师尊，不可以自己憋着。江疏雨的鼻尖突然酸涩不已，这个世界的师徒之情堪比父子，如此一来，他就算是多了一个亲人。再想到之前星尊为他所做的一切，更加感激。
千里马没有伯乐，也走不远。他深知这个道理。是师尊，徒儿遵命。好好回去休息吧。明日到了金玉城后，直接到咱们玄武圣地安排的客栈好好准备。师尊可是等着你夺得头筹的好消息呢。师尊放心，记得不骄不躁。也许这一次，你会遇到很多你没有见过的修士。徒儿记得，师尊放心。是我多话了，你本身就有自己的思量，新收了一个弟子，果然忍不住话痨啊。去吧去吧。南辰星乐呵呵地看着江疏雨离去的背影，扬起的嘴角怎么都收不下来。行了，人都走了，别傻笑了。李靖毫不客气地吐槽了一句。谁傻笑了？这次我可是要大出血了，心疼心疼啊！切，搁我面前还装吗？李靖翻了个白眼，突然胳膊就被抱住了。靖哥哥，你这次说什么都得帮我啊！老弟我为了徒弟升阶就要一穷二白，到时候若还是被老怪物比下去，得多惨啊！行，你撒手，我帮你还不行？快撒手！说正事，这臭小子有件事还没跟你说，他和秦初征跟别人抢修罗王的时候，把青松派的少主给杀了。李靖淡淡的看着江疏雨离开的方向，这小子恐怕是想自己解决。南辰星的暴脾气上来了，不过一个小小青松派，本尊一巴掌就能拍。没等他说完，就有一个巴掌拦在了自己面前。使不得，那小家伙没告诉你，你就装作不知道，免得搞出什么幺蛾子来。我像搞幺蛾子的人吗？你不像吗？百里家，爷爷，您的宝贝孙女回来了。哎呦西西，你可回来了，爷爷想死你了。百里千珏激动地迎了上去，拉起百里奚的两条胳膊左看右看，来，让爷爷看看你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受伤？那臭小子有没有保护好你？百里奚无奈地撒开手，抱住了百里千珏的胳膊。哎呀，爷爷，您孙女好着呢，不仅没有缺胳膊少腿，一路上都还在吃喝玩乐。而且，你猜猜我现在军衔多少了？江疏雨告别了新尊后，心中还是有些激动，于是便到了9号阵营。哎，修罗王被解决的事情你知道吗？废话，这事儿谁不知道啊？出什么事儿了？当然出事了，这背后还有一个隐秘。青松派这段时间不是在为了他们的少主找那个修罗王吗？结果修罗王死了之后，青松派的人马全军覆没，连尸体都没找着。这么劲爆，那青松派的掌教还不得气死？是啊，所以青松派的掌教最近就来了修罗之地，说是要找到杀子仇人。就连咱们用脚趾头都能猜到，击杀修罗王的人就是杀死他儿子的人，更何况那位掌教。哼，要我说啊，这就是恶人有恶报，谁让他们青松派成日里就只知道欺负散修，报应不爽。许多修士知道何月东死后，大多都幸灾乐祸地观望着。江疏雨知道那位掌教来了修罗之地后也不紧张，要是能找到他，算那位掌教的本事。更何况他早就毁尸灭迹了，就算是他们的有盟诛杀派也被他解决得一干二净，只要他自己不暴露，就不会有什么事。他直接走到了道场，刷了积分。现在芥子空间还有几个空缺，他打算直接召唤完亡灵傀儡，顺便再练练6段甲。几个小时后，他的心情终于平静下来，离开了修罗之地。江疏雨回到了洞府，整理了所需要的东西，塞到了虚空收纳狱中。最后他才看了眼满天繁星，又看向了床。好久没回来了，就连睡觉是什么滋味都忘了，这下可得好好睡一觉。江疏雨刚离开洞府，走到山脚，就遇到了几个老熟人。江疏雨，你最近都去哪儿了？怎么见不着你人？徐婉好奇地打量着他，注意到了他衣服胳膊上的花纹。呀，你这个花纹挺好看的呀。我最近去修罗之地了。江疏雨笑着看向他们，只见江策眼底都是惊讶。你现在竟然都可以去修罗之地了？青纹二花，上峰好。他立马站直了身躯，握拳按在自己的胸口，跟江疏雨行礼。江疏雨这才注意到江策的衣服胳膊上的白色彼岸花，只不过还没有花纹，还未上阵杀过魔物。你怎么会认识？江疏雨初见江策时就觉得他身上的气质与旁人不同。我们建新江家世代为将，所以这是基础常识。难怪你们今日准备离开吗？江疏雨看向3人，还有一旁的2个新面孔，猜到这是他们找的队友了。我们晚些离开，今日还打算练习下默契度，好好配合。行，那你们加油，我去找西西了。江疏雨告辞后，徐婉不解地看向江策，你一个人在那嘀咕什么呢？没嘀咕什么，就是有些佩服，年纪轻轻竟然就成了士官。士官很了不起吗？徐婉还没接触过修罗之地，并不了解军衔，说没什么也没什么，说了不起确实也了不起。这样吧，一个魔物是1积分，一个魔头是50积分，一个高阶魔头是500分。江策抱着剑，滔滔不绝地演讲起来。江兄现在是青纹二花，在不算上他已经花过积分的情况下，他至少也有2万分，相当于2万个魔物或者400个魔头。高阶魔头实力有多强，你们也知道，我就不打比方了。不只是徐婉和安慧，另外2个新队友也愣住了。天哪，太可怕了吧！如果让我们对上一个魔头，可能得打1天吧。不愧是大陆首席，竟恐不如斯。只有江策目光烁烁，好奇地看着江疏雨远去的背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实在太厉害了。圣地食堂，疏雨，你终于到了，好慢啊！我的小祖宗，你给我传信没多久我就出门了，这还叫慢啊？江疏雨扶着额头，哎呀，那我下次出门的时候再给你传信吧。走走走，我们先去弄好吃的。百里奚说完就拉着他进了食堂，又搜刮了一大桌美食才肯坐下。疏雨，你不知道昨天我爷爷看见我军衔的时候表情有多精彩，然后他就问我经历了什么，我全都跟他说了一遍，气得他暴跳如雷，还说要去找新尊算账。
江疏雨迷惑地停下了给他搅粥的手。啊，算账？算账。说是把你派到了那么危险的地方做任务，还带着我，竟然不告诉他。江疏雨思考起来，要不要提前跟星尊？呸！师尊说，别担心了，他们两个这样好多年了，前些日子还为了咱俩一起去白虎殿把那个纨绔子弟给杀了，还毁了整个白虎殿呢。江疏雨懵懂地眨巴着眼睛，师尊竟然为了他跑到白虎殿出气，关键这件事他还没告诉自己，就默默做了。蓝晨星是真的把他当做徒弟爱护。对了，杀了那个谁的事情也跟爷爷说了，到时候以防万一。多依你。两人吃完早餐后，百里奚又拖着他到市集上买了一大堆吃食。西西，买这么多，咱们吃不完吧？更何况金玉城那边不是也可以买吗？江疏雨又默默掏出零食付账。哎呀，这不是担心那边的东西吃不惯吗？你就从了我吧。不，好，宠你。你瞎说什么呢？快点买完东西去找南宫师姐他们。百里奚脚一跺，当即跑远。金玉城，哇，金玉城也太大了吧，好壮观啊！疏雨你瞅瞅，光是传送阵就有上百个。啧。百里奚不断摇头，感慨着金玉城的豪气。这也不奇怪，金玉城好歹也是玄武大陆排名前几的大城池啊。江疏雨宠溺地摸着他的头，突然有种带女儿的感觉，还挺棒。突然，百里奚蹙着眉头盯着他。江小郎君，你是不是在想什么坏事？当然没有，我是那种人吗？没有最好。百里奚嘟起小嘴，别过脸去。南宫寒雪取出了他们的参赛牌，分发出去。师弟师妹们，这玉佩是可以证明我们是参加修士大会的修士，吃住免费，你们可别弄丢了。对了，师姐，这里怎么没有看到 LV48 以上的修士啊？你这丫头又不看规则了吧？ LV48 到84的二阶修士都在别的区域。百里奚双手捂住被戳的脑门，委屈巴巴地看着南宫寒雪。师姐，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就喜欢吃喝玩乐，别的都不感兴趣。此次修士大会并没有 LV84以上的修士参加，毕竟达到那个层次踏入3阶的人少之又少。走吧，师姐先带你们去住处。南宫寒雪温柔地笑着，领着几个师弟师妹们离开。这一次参加修士大会的人比之往年不知道多了多少，保守估计都有50万人，所以难度会高上许多。明日我们要参加的比赛是淘汰制，所有人遇到的难度都是一样的，会淘汰掉95%左右的人，剩下的人才开始对赛。所以明日也算一场硬仗。不过如果是我们的话，师姐已经为你们准备好小板凳了。师姐你真贴心。师姐你太棒了。一路上3个女人聊得热火朝天，甚至还聊起了八卦，让萧恩和江疏雨毫无发展空间。江师弟，你看，这就是传说中的3个女人一台戏，1500只鸭子。江疏雨看到了3女盯着萧恩后脑勺的眼神，咽了一口唾沫。萧师兄，师弟不敢苟同你的观点，你自求多福吧。萧恩，你是什么意思？3女异口同声，吓得萧恩腿软。江疏雨一边走着，一边四处张望，眼神从期待到逐渐失落。疏雨，好事多磨，我们一定会碰到疏离姐姐的。百里奚注意到了他的神色，牵住了他的手。江疏雨点点头，还是难掩失落。一行人到客栈入住好后，直接被安排在了一个院落里，一人一个厢房。几人打量了一眼住处之后，还是决定要出去逛逛，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而江疏雨和百里奚则要一起找一下几大峰的居住的院落。这位管事姐姐打扰了，请问玄武圣地3大峰的弟子住在哪里啊？百里奚笑眯眯的，让人容易生出好感。那位管事直接坦白告诉他，小姑娘，你们玄武圣地的3大峰弟子可不住在这儿，只是我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啊，是这样啊，谢谢漂亮姐姐。百里奚扭头就看见江疏雨垂眸，小手放在了他的后脑勺上。疏雨，乖，几大峰不是也有比赛吗？到时候我们去看不就好了？谢谢你西西。光天化日之下，秀恩爱到别处去秀，好狗不挡道没听说过吗？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从背后响起，百里奚立马皱眉叉腰，转过身去。嘿，我说你这人，这路这么宽，你过不了吗？还是说眼睛瞎了不好使？哦，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你太棒了。那个壮汉扛着刀，听到这话就不乐意了。你这死妮子，怎么说话呢？唰，江疏雨直接取出了运魂剑，盯着那个人，眼神冷漠。这人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上来，可不就是踢铁板吗？江疏雨身上的气息浑厚，壮汉心下一个咯噔，知道自己打不过对方，于是堆起了脸上的肥肉，满脸陪笑。不好意思道友，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但这里可不是打架的地方，如果在大会举办期间动手，可是会被取消资格的。说完，那人的眼睛还眯了起来，威胁的意味十足。滚！江疏雨言简意赅，不想跟这种人浪费时间。哼，我们走。壮汉带着人转身离去，步伐嚣张，好似刚才陪笑的人不是他。这种人真是神经病，要是我们遇见他了，疏雨你可不能放过他。必须要让他知道嘴巴长来是好好说话的。江疏雨正有此意。师弟师妹，我们回来了。黄真真一路跑跳过来，拉着南宫寒雪，后面跟着个萧恩。师姐，你们是问到了吗？比赛的地方就在东边的小岛上，之后所有的比赛都在那里进行，只不过现在已经封锁起来了，谁也不能进去。南宫寒雪解释起来，应该是为了防止其他大陆的人做手脚吧。估计是。其他人都很赞同这个观点。黄真真的眼睛咕噜一转，百里师妹，这里吃住免费，
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事情了？没忘记什么事啊？是免费。百里奚捂住了小嘴，突然眼睛升起了露珠，看向了江疏雨。疏雨，咱们是不是白买了呀？你听到了吗？免费，呜呜，不白买，以后我们去修罗之地还能吃。当时某只小馋猫确定不要现在出发吗？江疏雨哭笑不得，刮了一下他的鼻子。为了这次修士大会，玄武大陆请了不少凡修大厨来，什么口味的食物都有，丰盛至极。一行人立马杀到了大街上，凭借玉佩搜刮了不少美味。哗啦，海浪无数次拍打在岸边，空气中都是海水的味道，让江疏雨不由得想起了汨罗之海。众人已经分布在了沙滩上，等待着结界开启。结界和沙滩之间有一座桥，这座石桥非常宽，足够10几个人同时通过。此次筛选规则如下：早晨是小组赛，下午是单人赛，每个等级阶段的难度都一样，只要能顺利闯关就算通过，其余者淘汰。如有异议者，请向修真界联盟反馈，不可喧哗闹事，否则剥离资格。密密麻麻的人扎堆在一起，却无人说话吵闹。大家心中都清楚，在每个等级划分中，小组成员等级越高，赢的几率就越大。现在所有小组请按号数进入。结界上出现了数字，江疏雨的组长玉佩上也出现了数字，几人等待着进入。踏入结界之后，江疏雨就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原来这个大赛还用到了玄武塔，不知道闯塔的关卡是否跟这里面的类似。萧恩，加增幅。是。萧恩应声后，立马施展出技能，给所有人都套上了增幅，所有属性都增强了1/3，技能增幅1/5，命中概率增加，受到伤害减幅。此时，南宫寒雪和百里奚至少能发挥出自身的3倍实力。师姐，你们这是？江师弟，我们4个都商量好了，总不能什么都让你扛在前头。南宫寒雪微微一笑，百里奚握住了他的手，眼神坚决。所以我们决定先上，要是打不过的话就交给你，好吗？疏雨。江疏雨看向黄真真和萧恩，两人的目光也异常坚定。行，我明白了。他点头跟在了最后面，看着4人冲了上去。原本空无一物的道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这是嗜血魔狼。他蹙着眉头，突然紧张起来，赶紧放出了探测术。呼，还真是吓人，我还以为是真的，原来只是镜像而已。他瞬间放松了不少，但依旧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动静，以防万一。南宫寒雪4人眼前的嗜血魔狼不仅是镜像，而且等级还要低上好几级，各方面属性都要弱上许多。LV28的南宫寒雪虽然等级不如嗜血魔狼，但是各方面增幅下来，实力完全碾压，由他带队应该没有问题。哈！南宫寒雪一声娇喝，直接用草木凝结成了剑盾，朝着魔狼斩去。魔狼被吸引了目光，打出攻击后就被地面上隐藏的藤条给刺中，当即晕了过去。好机会！隐藏在魔狼背后的百里奚突然现出身形，给了他致命一击。噗！鲜血喷出的声音响起，嗜血魔狼倒在了地上。这就死了？会不会太轻松了一点？不应该啊！不是说要淘汰掉95%以上的人吗？不管怎么样，咱们小心为上。但4人的神情明显都比之前放松许多。站在最后方的江疏雨深知，不可能只有这么一点难度，否则怎么淘汰一大堆人？江疏雨组1，结界之外已经没有了人，全都进入了小岛中，而结界之上也出现了不少排名，排名背后代表的是分数。在 LV25-36 这一赛组有3万多组，整个苍穹域都关注着今日的修士大会，每个大陆都可以通过预检看到此次比赛。呼，一道风声过去，结界之上有一组直接滑到了最末端，并且还加了一条横杠，淘汰。这个淘汰赛才开始几分钟就出现了这个情况，不少关注战况的人心惊不已。不是吧，这才开始多久，怎么就有人被淘汰了？没办法，谁让今年参加的人比以往的还要多呢？是啊，不提升难度的话，这么多人每天比试也不知道要比到猴年马月呢。哎我去，又有人被淘汰了，好快啊！结界上突然又多了好几组人同时猛将，然后被一道横杠划去。哎，这根本不是人可以面对的，也太难了吧！别说了，不是还有人没被淘汰吗？终究还是我们实力不够。师兄教训的是，你好好听，回去之后我们还得练。只是可惜我们还没有见识过真正的一刀会友。没关系，预检上也可以看，对吧？对。结界之中，南宫寒雪一直冲锋在最前，一边丢出技能，一边扛着伤害，打得游刃有余。尽管同时面对着好几个魔狼镜像，他似乎并不觉得费力。一个美丽魅惑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魔狼背后，光芒一闪，吃！噗！一只魔狼倒下后，另一只魔狼也被苦无刺中，飙出血柱来。草木为兵！南宫寒雪一声轻喝，使用了技能，2只魔狼当场毙命。呼，他松了一口气。几人走到这里之后，魔狼已经变多了，但他们依旧没有想让江疏雨出手的意思。真想知道我们的极限在哪里啊！这次参加大会的机会难得，4人都当成了历练，在参加比赛的同时磨练自己。又走了几米远后，几人遇到的魔狼又多了一只。黄真真时刻关注着随时治疗的时机，额角都紧张的流出了汗。只有萧恩和江疏雨差不多，提供完增幅之后，他几乎无事可做，只要在增幅削减的时候及时补上就行。结界之上已经有一大半人被淘汰了，而江疏雨小组几乎一直卡在中间，不上不下，稳步前进。蓝晨星有些着急的敲着桌子，什么情况？小苗苗他们组怎么这么慢？李靖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然后继续忙自己的事，监控所有修士。靖哥哥，你就行行好吧，说一说呗。说什么？这淘汰赛又不比排名，能过就行了呗。
李靖悄无声息地翻了个白眼。再说了，你家小苗苗什么实力，你还不清楚？这么担心干嘛？笑话，本尊哪里担心了？小苗苗天资纵横，同龄无敌，不过是个淘汰赛而已，对他来说就跟过家家似的。哦，既然你那么有信心，那你倒是别问啊。哼，不问就不问。南辰星抱着胳膊，鼓着嘴巴，着急上火地看着结界排名。李靖执掌玄武塔，自然对江疏雨那里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那臭小子就在后面跟着看戏，一步都没动。前面4个人还在磨砺自己呢，要是那小子动了，恐怕早就过了淘汰赛了。他这样想着，却没说出来。老李，你这淘汰率太高了吧？我看被淘汰的速度比这些孩子杀妖兽的速度还快。不高，刚好合适。李靖摇摇头，那些被淘汰的孩子基本上级别都不到 LV27，而且配合度不高的，即使现在不被淘汰，对上其他队伍也是第一个先出局的。还有些小组搭配的简直不堪入目，连最基础的战术都不懂。南辰星听了，表情有些无语。你这么一说，确实有道理哈，你开心就好。结界之中，此时南宫寒雪一行人已经对上了6匹嗜血魔狼，顶不住了，控制！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极限，单挑魔狼镜像的极限。萧恩一听，立马激动地跟黄真真配合起来，施展出群体束缚技能。这样一来，就方便2人击杀魔狼了。有了控制技能辅助之后，江疏雨一组的速度明显快上了许多，没过多久就从中间冲上了前面。哟，有黑马，才一会儿直接冲到了前1000名。时刻关注着战况的人有不少眼尖的，此时都看到了江疏雨一组的表现。从比赛开始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萧恩再度给众人加上增幅状态后，瘫坐在了地上。不行了，不行了，一滴都没有了。我也是，精神力再也挤不出来了。黄真真无奈摇头，抱着自己的法杖。我也，百里奚弱弱的举起了手。虽然他不是法修，但也需要凝神隐身关注时机，也挺累的。南宫寒雪没有办法，只能开口。那我们就此作罢。其他3人听了这话，眼睛都亮了起来，疯狂点头。休息休息。南宫寒雪看向了江疏雨，江师弟，接下来就靠你了。江疏雨摸摸百里奚的头后，点头站了起来。好。江疏雨直接召唤出了2个亡灵傀儡，整条道路上就只有4人喘息的声音，还有嘎吱声、剑落血涌声。这些魔狼镜像的实力弱得不能再弱，对上亡灵傀儡也撑不过一剑，再加上傀儡的速度之快，几乎1秒全死。咕噜，看到这简单粗暴的打法，南宫寒雪3人咽了一口唾沫。太过分了！刚才我们打得这么辛苦，到了江师弟这里，只需要1剑。萧恩有些无语凝噎。南宫寒雪和黄真真也心情复杂。是啊，我们还商量各种战术才。安娜师兄师姐，你们看的这才哪到哪啊？百里奚见怪不怪的摆摆手，疏雨的傀儡可是能砍死高阶魔头的存在呢。另外3人听到后面这句话后，瞬间生不如死，想要抱树痛哭。自从江疏雨出手后，他们这个小组的分数刷上涨，排到了前10，而他们前面的那几十组全都停在了200分，因为接下来他们都面对着最后的狼将将。现在谁能拿到第1，就看谁最先解决掉狼将了。就在几个小组都在全心全意和狼将拉扯之时，江疏雨一行5人也到了狼将前，和他所带领的10个魔狼对峙着。百里师妹，这就是狼将了吗？南宫寒雪面色犹豫，不太确定他们所遇到的狼将实力是否跟高阶魔头差不多。是的，不过还得加上镜像2个字，而且他还只是普通魔头，比真的狼将差远了。听你的话语这么说，难道江师弟已经杀过许多了？师姐真聪明。3人默然无语，看着江疏雨的背影，这个少年郎也太恐怖了。此刻双方争斗一触即发，嘎吱，5个亡灵傀儡直接提剑冲了上去，而对面的10头魔狼也分别2个一组，盯上了傀儡胳膊，咬了上去。唰，剑刃划过，5个魔狼瞬间死去，被傀儡丢向了狼将。砰，一连好几个爆炸声响起，等风波平静之后，早已没了狼将的身影。淘汰赛通关，准备传送离开，5人立马被传送出来，而他们的排名也瞬间冲到了第1。天哪，竟然有人直接冲到第1了！这江疏雨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你傻呀？这是今年的大陆首席，这都能忘？真的假的？这么快就能参加第3赛组了吗？也许人家成为大陆首席是有原因的，比如升级速度，反正是我们常人不能理解的存在就是了。道友此言有理，真的成了第1。南宫寒雪感觉自己还在做梦，不可置信地搓着自己的眼睛。天哪！萧恩和黄真真都握紧了自己的武器，不断来回看他们的分数。300，这次发挥不太好，下次我再调整一下。江疏雨此言一出，3人更加无语了。刚才我们看到狼将的时间不过几个呼吸吧，这还叫慢吗？算了算了，不纠结这个话题了，人比人气死人。现在结界之前只有他们一组是通过的，几人聊了一会儿，才又有人出现。那几人刚出结界之时，脸上都兴奋不已，结果刚看到他们的时候，瞬间阴沉下来。我们竟然不是第1，第1是江疏雨组，没听说过，什么人物啊？你们哪个小垃圾是江疏雨？为首之人毫不客气地指着5人，质问道：“关你屁事！”百里奚不喜欢别人如此，对江疏雨没有礼貌，立马对了回去。江疏雨拦住了百里奚，将他护在身后：“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哼，不要以为拿了第1就可以嚣张，等上了比武台，老子一定会把你打趴下。哦，是吗？江疏雨轻笑一声，上。扫了对方一眼：“我是江疏雨，可别认错了。”哼，放心，我王曦玉一定会记住
你这个手下败将。王习玉放下话后，带人转身离去。听到这话，除了温婉的南宫寒雪有些气愤之外，脾气直爽的百里奚三人都翻起了白眼。哼什么啊？也不知道现在谁才是手下败将。就是拿了个第二就嘚瑟半天，在这蹦跶，也不知道是谁嚣张。那人100%脑子不好吧？最后百里奚还是暖了场，师兄师姐，咱们不气了哦，反正舒雨一定会把他们打趴下的。听到这话，南宫寒雪三人的脸色才好了些。也是，反正头筹必定是他们的了，在这个极端遇到江疏雨，算他们倒霉。随着时间推移，过关的人也越来越多，但相比起参加的人数来说，实不存一。大家早就做好了准备，知道玄武大陆这次会非常公正，没想到如此严厉。接下来众人要面对的对手，实力都不会差到哪里去，至少是不会有混子的。直到烈日高照，最后一个小组顺利通过后，众人耳边才响起了一个声音：小组淘汰赛结束，极段 LV1至 LV12参与小组2654个，通过小组70个。死！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虽说小孩子参加这个淘汰赛有点馅儿戏，但这个淘汰比例也太高了，连3%都没有。但接下来的声音更是坐实了他们的猜想。极段 LV13至 LV24参与小组45682个，通过小组1260个。结果一个个公布下去后，参加的没参加的都沉默了。通过淘汰赛的修士，请明日准时到达广场。下午的单人淘汰赛，请按时参加。这句话重复3遍之后就没了反应，结界之外热闹起来。舒雨，我是第一次来金玉城，好想逛逛啊。百里奚抱着江舒雨的手撒娇，他当然不会拒绝。那师兄师姐，你们先回客栈休息，我先陪西西去逛逛。行行行，你们赶紧去吧，累死我们了。早就累得跟狗似的，三人立马没了影，消失在二人面前。两人漫步在街上，欣赏着各个大陆修士的特点，还有美食。舒雨，你知道这里传送阵为什么这么多吗？不知道，不如请西西百科全书介绍介绍。哈哈哈，银铃般的笑声响起。是这样的，金玉城这里临海，最容易被偷袭，所以魔窟来这里侵扰了好多次。你知道吗？有一次甚至差点失手。如果不是玄武圣地中有大能及时赶到，把那些魔头给赶走，恐怕这里就会彻底成为人间炼狱。说着，百里奚的眼眸就垂了下去，似乎有些难过。他说的这些江疏雨何尝不知道？这种最基础的记载他早就看过了，没想到百里奚还有自己的见解。那一次魔头都是从海底偷渡过来的，整座城池几近覆灭，而且还把当时现有的传送阵全都毁掉了。江疏雨摸着他的头，满满说着，所以现在才有这么多传送阵，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啊，原来你知道啊？搞什么嘛？亏人家还在你面前，看来是我班门弄斧了。我们家疏雨也是个爱看书的孩子。我不是孩子，我是男子，嘻嘻。江疏雨温柔地笑着，注视着他的眼睛。你，百里奚的脸红了起来，看向别的地方。啊，你看那个泥人真可爱。逛了好几条街，百里奚什么也没买，全都是江疏雨看到好看、好吃、好玩的东西买给了他。而玉简上的论坛广场也爆炸了，纷纷指摘修士大会的淘汰率过高之事。早有准备的玄武大陆直接把淘汰赛的所有妖兽难度以及对小组的战力、配合度考验全部公布出来。看来那些没通过的人就是实力不够格，或者搭配不行啊。是啊，亏我们还帮他们搞事，真打脸。看来接下来的大会只会更加精彩，期待啊！下午的个人赛在整个修真界的关注下拉开了帷幕，光是参与的人数就有25万，达到了参赛人数的一半。感觉个人赛会更有看点，不知道是怎么个比试法。听说有可能是比舞台，逐一竞选。不可能，那还比个嘚儿啊！就算大会能提供紫药，累都累死了。依我看啊，应该是按副本的那种模式来。这位道友分析的有道理。小岛之外，不少修士已经集结在了此地。西西，你先回去吧，不用等我。可我出来是挺快的，但要等所有人传送出来，得等最后一个。好吧。最终，江疏雨说服了百里奚，看着他离去，才走到结界之前，一个身影挡住了他的去路。江疏雨，你给我等着，这次我才是第一。王习玉嚣张的放话后，叉腰看着江疏雨。江疏雨满脑子黑人问号脸，最后还是丢了个白眼给他，进入了结界。被无视的滋味并不好受，王习玉僵在了原地，羞红着脸。他指着结界怒骂：“你这个懦夫，连个比较都不敢赢！”呸！然后就走了进去。结界中，我去，这个不是上午的 boss 吗？一个人怎么打？个人赛果然是考验真实力的，我大展神威的时候到了。个人闯关，有人欣喜，有人愁。许多人早就习惯了有辅助加状态的团队作战模式，现在要自己对付难。但是这里面绝对不包括江疏雨。几个亡灵傀儡利剑一出，狼将就倒下了。再走几步之后，出现的便是在高一级的双生蝙蝠魔。相较于真的蝙蝠魔，属性全然不如，但也比普通的同级妖兽强上一点。之后每遇到的一只魔兽镜像都要高上一级，实力强一点点。江疏雨一路过关斩将，杀完了10个魔兽，很快他的排名就升到了第一。这什么情况啊？我眼花了吗？怎么别人都是0和1，这个江疏雨就已经10了？你没眼花，上午就是这个江疏雨带着小组冲了第一，看来人家是真有2把刷子。开玩笑，人家可是大陆首席。虽然，但是现在才过去1分钟啊。什么？江疏雨出来的时候，其他人才刚刚开始击杀第2个魔兽，他直接取出了小马扎，坐下。等了好一会儿后，个人赛终于出现了淘汰情况，不少人在同一时间出局。毕竟到了第3支的时候，魔兽的实力都比较强了，
想要单挑很难打过。但也不是没有实力强劲之人，他们名字之后的数字也在疯狂跳跃。可是最顶端的江疏雨死死地压在上面，是众人无法超越的存在。就在江疏雨打哈欠的时候，突然看到了结界之上有一个名字突然跳到了他后面，同样杀了10只魔兽。呵，王习玉。江疏雨用手指敲着腿，悠哉悠哉地看着结界出口。果然，王习玉刚出来的时候，瞬间体验到了什么叫做不是冤家不聚头。你怎么会在我前面出来？天意。江疏雨淡淡回了他2个字，便继续闭目养神。哼，你不会一直这么好运的。明日我们比武台上见真章。愚蠢的王习玉压根就忘记了，这个淘汰赛本身就是靠实力说话，哪里有运气可言。他还以为江疏雨就比他早一点点，所以故意带着凳子装出早就出来的模样。结界的另一旁是2阶修士淘汰赛区，也许姐姐就在那边。江疏雨心里已经在盘算着待会儿去找江疏离的事情了，不过还是得耐心等待其他人出来。他突然有点后悔没带吊床了。好嘛，幸好没让西西等我。就在他快睡着的时候，叮，结界上的字全都固定下来，每一个极端的头名全都变成了金色字体。但知道这些人用时的旁观者心中门清儿，最强横的无疑是江疏雨。个人淘汰赛已结束，请各位修士明日按时到场，正式参与修士大会。极段 LV1 至 LV12 参与人数26857，过关人数199，晋升率不超过1%，掀起了哗然大波。处于备受关注中心的江疏雨并不在意这些，他直接跑到了隔壁的极段区域，查看排名，寻找着江疏离的名字。没有，还是没有。姐姐不会没有参加个人赛吧？不，应该会才对。就在他思索的时候，一个深蓝色劲装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中。那人正背负着双手，歪头眯眼看着他，温柔的气息直直朝他袭来。江疏雨的双眼瞬间噙满了泪水，视线模糊起来，激动的双手藏在了衣袖底下，颤抖不已。疏雨，发什么呆呢？女子轻笑着，还是那般温柔。姐姐。江疏雨有些不确定是不是自己出现了幻觉，轻声呢喃着。是啊，疏雨，是姐姐。江疏离的这句话击溃了江疏雨的心理防线，刚成年的他一时没了大人的模样，紧咬着双唇不让自己哭出来。他双眼泪汪汪的，含着热泪跑了过去。姐姐，我好想你。他埋头在江疏离的肩膀上，隐忍的哭着。江疏离心中滋味又何尝不是？他缓缓摸着他的头，姐姐也是，我们家疏雨长高了。江疏离的肩膀逐渐湿了一片，他鼻子发红，等待着江疏雨平静下来。哎呀，我们家疏雨还是那么爱哭，这样子以后怎么讨媳妇啊？姐，江疏雨别过脸去，耳根发红，原来已经有心上人了呀。看来我们家疏雨长大了。江疏离打趣起来。姐姐，我们还是说正事吧。江疏雨有些不自然的挠挠头，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因为我是你姐姐啊。江疏离只给了他一个模糊的答案。哒，一阵脚步声传来，江疏雨抬眼看去，江疏离后方来了一行人，他们都身着玄武圣地的弟子袍，肩头有一个符文，那是神道峰的标志。江师妹，请问这位是？为首之人带着探究的目光看着江疏雨的眼睛，从他身上散发的气息来看，算是同一批修士的佼佼者，而且一身傲骨，和他身后几人一样，但比起姐姐来，感觉还是弱了一些。再看他的军衔是青文一花，比自己还低。江疏雨立马判断出了此人的能耐，最终得到了一个结论：当我姐夫不太行。哦，师兄，这是我的弟弟江疏雨。江疏离此言一出，那人才注意到江疏雨的面容与江疏离有些相似，而且从名字来看应该是血亲。他暗自松了一口气，目光柔和许多，笑道：原来是疏雨弟弟，幸会，见过师兄。江疏雨不想和他拉近距离，把姐姐推出去，立马把对方摆在了师兄的位置上。那人明显呆了一瞬，又笑了起来。小家伙有点意思。师兄，我还要和弟弟叙旧，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江疏离赶紧打断了二人的对话。好，那你尽快回来休息，我们等你回来商量明天大会的事宜。那人十分爽快答应后，便带人离去，转身后又不经意的回过头来，在看到江疏雨的军衔时，眸子突然一缩。那几人走后，江疏雨就直接问道：姐姐，你是他们小组的吗？没错，他们都是神道峰的顶尖天骄，实力非凡。可是为什么我感觉姐姐和他们不一样呢？似乎比他们还厉害。江疏离左右打量了一眼，才附在他耳边道：疏雨，你记得姐姐给你的那枚耳坠吗？江疏雨倒吸了一口气，原来姐姐真的知道。姐姐，你不会是想说你也有？当然了，臭小子，姐姐有好东西会独吞吗？江疏离笑着摸了一下他的头，但这个耳坠的来历，其实姐姐也不是很清楚，这是3年前奶奶教给我的，除了让我们一人拿一枚之外，其他什么都没说。哦，江疏雨突然觉得线索断了。不过既然是奶奶给的，那就好好用，可不能辜负了他老人家对自己的期许。对了，姐姐，那你的修炼之道是什么？江疏雨的好奇心再也抑制不住了。传说级的刀锋武者，不过在踏入2阶之后，已经幸运进阶成了刀连武者。本来升级快就是因为第一个觉醒的天赋，让我的升级速度比其他传说修士增强了不少倍。踏入2阶后，天赋又有变化，现在速度更快了。江疏离解释道：我猜我们家疏雨跟我也差不多，对吗？对。姐姐，我的天赋是技能增幅，但是感觉你的更好玩。江疏雨有些失落的低下头，可以直接升级速度翻倍直达巅峰，多爽啊！他的鼻子被点了一下，就听见这个才厉害啊，实力直接增强，
遇上谁都不怕。你这小家伙是不是贪心了？你的事情师尊没少告诉我，但是师尊对我的要求太严格了，压根就没有时间找你，而且也不方便找。至于姐姐的师尊是谁，等你拜入神道峰之后就知道了。没想到我们舒雨竟然成了大陆首席，奶奶知道了得多高兴啊！还有你一个人带着39个人刷荒芜雪原副本的事情，你知道姐姐听到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离谱！两人说了许久后，江疏离才恋恋不舍地从草地上站起来。舒雨，姐姐要回去了，师尊还给我安排了好多试炼，等修士大会一结束就要再出发了。江疏离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就算想咸鱼也咸鱼不了啊。没关系，姐姐，很快我就会加入神道峰了，到时候一定来找你。江疏雨坚定地看着姐姐，让她相信自己很快就会到了。好，姐姐等着你，到时候记得带上心上人来见姐姐。姐姐相信你的心上人一定很好看。客栈怎么还不回来了？天都黑了，会不会是在外面遇到别的小姐姐了？大猪蹄子果然见到别的小姐姐就会忘记救人，呜呜，到底回不回来？再不回来我就睡觉了。不对，我要带着苦无看你到底做什么去了。哼！百里奚一个人坐在屋檐上，神神叨叨的。江疏雨就站在房子底下，好笑地问道：这么想知道我做什么去了吗？啊！百里奚被吓了一跳，差点没坐稳。他竟然没有发现身后有人，如果这是在战场上，那也太危险了。你怎么不走正门啊？站在后面是要吓死我吗？这不是看见某位小姐姐正坐在屋檐上私敷吗？有些好奇，所以过来看看。江疏雨笑得灿烂极了，直接跳到了屋檐上，坐在他身旁。看到他笑得如此灿烂的模样，百里奚何等慧智兰心，立马就猜中了他刚刚做什么去了。你是不是见到姐姐了？哦，从哪看出来的？百里奚眼咕噜一转，逗起他来，因为你身上有香味。江疏雨疑惑地抓起衣服闻了几下，才扯了下嘴角。什么时候学会骗人了？难道你忘记你和姐姐是相似的修炼之道了吗？身上都不应该有味道才对。噗嗤！如果把看他的表情判断缘由的事情告诉他的话，万一以后他会演戏了怎么办？百里奚已经想好了自己的御夫之道。你和姐姐都聊什么了？快跟我说说。当天下午淘汰赛一结束，玄武大陆就在论坛广场上公开了筛选标准，整个修真界看了都摇头。这是人参加的吗？说变态都算收敛的了，玄武大陆是真的卷。我看他们是想把别的大陆卷死在沙滩上，然后挑出一大批天才。挑出来又有什么用？他们又挖不去，最终都还是要为人族效力的。别把我们玄武大陆想得这么龌龊，看看第3级段的第1名，1分钟的成绩还需要挖你们其他大陆的废柴。哼，你们那1分钟是不是作弊的还不知道呢？瞎牛掰个什么劲？笑话！是不是作弊明日不就能见真章了？谁敢说我们玄武大陆不公正？本人九湖大陆修士刚被淘汰，我敢说这个比赛绝对公正，因为太变态了。一时间众说纷纭，修真界热闹不已，而且有不少修士都打定了主意，要去看看这位江疏雨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如此可怕。翌日，小岛上的结界消失，正中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比武台，比武台上又有7个区域，分别对应7个极段，每个极段都有10个小型比武台，而 LV48以下的比武台都笼罩着一个结界，能够保证参赛修士的攻击不会伤到旁人，还有不少法修一修随时待命。LV48以上的2阶修士比武区域就了不得了，直接在每个比武台上空安排了一位 LV84以上的法修，可以随时进行治疗。天哪，有这么多法修，还用担心会受伤吗？竟然请来了这么多法修，大手笔啊！以前举办修士大会的大陆都弱爆了，怎么跟玄武大陆比？此次修士大会的盛况，众人看在眼里，更有其他大陆不甘心，下定决心以后举办的要比玄武大陆更加精彩。接下来，老夫将宣读比赛规则，根据结界上显示的号数上台比试，输的淘汰。修士大会正式开始，请各小组到各区域比武台中央抽取号数。南宫寒雪抽签后，又在原地观察了一下才回来。昨日回到客栈之后，他就一直在想各种战术，和另外3人一起考察其他强劲的对手。至于江疏雨，不用管他，等打不过的时候再让他上就行。刚才我已经注意到了，昨天我们关注的那几支队伍，朱雀大陆拿到了26号，九湖大陆490号，麒麟大陆828号，青龙大陆958号，他们全都是 LV36的修士，今天用的武装都是最精良的黄级武装，到时候我们遇到了可要谨慎一些，记住了吗？记住了，师姐。整个大会比武进行的十分顺利，基本上几分钟就能打完一场，淘汰掉一个小组。每个比武台上的裁判都十分公正，让人挑不出错来。在比武期间不可以使用任何物品，除了原本就带有的武装。肖恩和黄真真都被派出去打听情报了，毕竟不算江疏雨的情况下，他们只有4人，4个人对5个人，当然要平衡好战术，而且要针对不同的阵型采取不同的攻击方式。但是修士大会上哪有这么容易打听到消息？几乎所有人为了不被其他人知道自己小组的情况，早就带上了隔绝玉佩，以防万一。师姐，别担心，就算情报不够，我们不是还有疏雨吗？南宫寒雪皱着的眉头稍微松了一些，话是这样说，但我不也是想来锻炼自己吗？这可是一个好机会。都听师姐的。百里奚应着，虽然他说的很轻松，但江疏雨从他掌心里的汗就知道他其实很紧张。别紧张，西西，有我。但我也想靠自己。百里奚这样说着，看向了比武台中央的半空中那一幕幕战斗场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而且他的经验也不是很丰富，还需要从别的修士战斗方式中学东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许多小组都已经完成了比赛，很快就轮到了江疏雨他们。在他们登场的时候，小组每个人的信息都被放上了影石上，而江疏雨的名字一出现，立马掀起了哗然大波。没办法，他之前的表现实在太惹眼了，在所有人眼里，他的小组只有他最厉害。江疏雨，这就是那个拿了2次第一的江疏雨。鬼修是什么？从来没听说过，感觉应该很厉害，不然怎么会拿第一呢？对，依我看，至少也是传说修士。嘘，你们都别吵，本少爷要好好观摩下他是怎么出手的。他们的对手也登上了比武台，2个法修，1个坦克，2个输出，非常标准。2个小组站在两边，互相看着对方，眼里都有些忌惮，而且战意汹汹。对面的坦克站位刚好和南宫寒雪对上，2人的目光交接在一起，似乎要擦出火花来。南宫寒雪的级别并没有他高，差了7级，但是这种差别对于南宫寒雪来说，对手越强才能越容易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反正他打不过的时候还有退路，但是对方5个人一起上，退无可退。9个人活动着筋骨，南宫寒雪和对面的坦克一起朝裁判示意。开始！裁判一声令下，江疏雨立马向后退了几步，直接远离战斗中心。嗡！一个嗡鸣声后，肖恩率先给南宫寒雪增加了增幅状态。这是几人之前就商量好的战术，让南宫寒雪和对面的坦克先对打，吸引注意力。对面的坦克仁青哥也被增幅了状态，显然对方也是同样的战术。2人朝着对方冲了过去。就在此时，黄真真动了，一个控制技能丢出，仁青哥立马被束缚住，向前俯冲的姿势顿了下来，差点摔倒。就在此时，南宫寒雪的草木剑已经到了他眼前。对面后方的4人完全没有料到会是这个局面。正当他们都朝着黄真真看去之时，南宫寒雪又使用了技能，将所有人的吸引力全都转移到了自己身上。这样一来，谁都注意不到肖恩给百里奚加上增幅状态，而且是4轮增幅，每个属性都有巨大提升。就在百里奚消失的一瞬间，肖恩的辅助技能就加在了南宫寒雪身上，无缝衔接。正在朝着4个人冲去的南宫寒雪得到增幅状态后，直接朝着对面的另外2个输出攻击。可惜对面的魔法师身上也有防护盾，挡下了一击。而对面的射手反应也很快，立马向后退了好几步，直接射出一记剑。咻！破空之声响起后，3支箭雨朝着南宫寒雪飞去。他勾起了唇角，迅速后撤的同时改变了攻击方向。他的目标是法修。撤！仁青哥已经回过神来，摆脱了黄真真的控制，朝着后方赶来，言简意赅大喝一声。与此同时，他也发动了技能，让南宫寒雪不得不朝他攻击。对面的法师丢出了一大个火球，朝着南宫寒雪的背后冲来。此时无法转身的南宫寒雪硬生生挨了这一击，陷入前后夹击的境地。黄真真貌似着急的丢出了治疗术，才让他缓过了一口气。南宫寒雪的处境让人担忧，但因为他不骄不躁的和3个输出对抗着，导致众人都忘记了百里奚的存在。但在这个情况下，黄真真真的想说要谢了，一直丢着治疗术的他精神力哗啦啦的下降。当然，对方的法修也在施加治疗术，但和他比起来还是要轻松许多。不过，衣服被划开的声音在整个比武台之上显得极为突兀。下一秒，对面的法修就出现在了结界之外，只要受了致命伤就会被传送出去。但是那一大个深深的伤口看起来还是触目惊心，让人害怕。呼！那位法修心有余悸地拍着胸脯，还好有强大的法修为他及时治疗，刚才的伤口真是钻心的痛。这时，对面的射手才缓过神来，赶紧使用技能看破百里奚的隐身。注意防备！射手在提醒其他人的时候，立马拉出了一剑。百里奚在隐身状态的时候，速度比平时慢许多。看到那支利剑破空而至，他不得不解除了隐身，暴露在众人眼前。但速度加快的他并没有后退，而是冲向了对面的仁青哥。此时，对面已经牺牲了一个法修，得不到治疗，只要受伤就无法修复，会陷入僵局，最后被困于不断受伤的境地。仁青哥皱起眉头，对方又有增幅又有治疗，必须平衡战力，击杀对面治疗法修。此言一出，另外2个远程输出都朝着黄真真攻击而去。不过这个环节他们早就料到了，肖恩十分嚣张地举着一个大盾牌挡在了黄真真面前。这个大盾牌又宽又长，完全可以挡住2人的身形。肖恩瞬间如戏精附体，在那些攻击落到盾上的时候，各种惨叫：啊！哦！啊！哎呦，好疼啊！虽然所有人都听得出来这是在演戏，但是黄真真知道他是真的疼。毕竟那个盾只有防护作用而已，其他增幅都没有。巨大的伤害落在盾上后，其他的自然会转移到肖恩身上。他忍住笑意，及时给南宫寒雪补充上血条后，又给肖恩施加了治疗术。再忍一下，马上就好了。黄真真安慰着肖恩。但此时的肖恩还没有缓过那种疼痛，只能在演戏的同时沉声回应。只要治疗术能及时补上，他们这边的续航就不成问题。所以百里奚的首要任务就是干掉对方的治疗法修。没想到效果真的这么好。江疏雨悠哉悠哉地看着他们的战斗，心中清楚这块战斗很快就要结束了。这次对面会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和其他修士对上过，没有料到比武台上会偷袭，只知道打副本。从实战经验上来说，他们早就输了。被南宫寒雪和百里奚重点照顾的任青哥终于撑不住了，将他最后保命的护盾释放出来。但就在他施展出极致防守的瞬间，正中南宫寒雪下怀。他满意的转身朝着对面的法师攻击而去，好几个攻击技能直接释放，输出效率直接放到最满，对面的脆皮法师的护盾瞬间消散。
就在他意识到大事不好的时候，百里奚果然出现在了他身后，一刀，他消失在比武台上。到了现在，战斗结果毋庸置疑，裁判直接判了胜负。太棒了，我们首战告捷！百里奚高兴地跳了起来。我们赢了。另外3人都很激动。江疏宇在一旁浅浅笑着，他们的战术安排得十分合理，能输就怪了。有人欢喜有人愁，不少关注着他们这场战斗的人都扫兴而归。天哪，江疏宇竟然没动，我可是专程为了他来看的呀！哭了，不过他的组员也很厉害，4个人竟然能压着对面5个人打，那可不，一看江疏宇一组就知道他们的实战经验十分丰富，对面那个估计天天就知道刷副本吧。是啊，对法修的保护也太弱了，一点战斗意识都没有。要是我们对上他们，得首先保护好法修。那江疏宇呢？现在不知道对方怎么攻击的，没法提前准备战术啊，只能先针对另外4个人了。今日他们的比赛就结束了，就等明日再战一场。眼看今日无事可做，江疏宇按耐住心中的激动，我要去2阶修士那边观看。师兄师姐，你们呢？还没等他们说话，百里奚就举起手来。疏宇，我也要和你一起去。其他3人见状，哪里还想跟着去？南宫寒雪3人连忙摆手，不用了，你们去吧。开玩笑，干嘛要想不开去吃一嘴狗粮？2阶修士比武区域，天哪，他们这里的比赛场地也太大了吧！百里奚直接惊呆了，看着眼前比他们的比武台还要大上好几倍的台子。这也正常，2阶修士的实力本来就比我们要强上许多。也是，我现在走路都感觉地面是晃荡的。百里奚深以为然的点点头。姐姐的比武台在2号，快来！百里奚马上找到了江疏离的名字，拉着江疏宇就跑进人群之中。2人远远地站在观战台上，朝着下方的比武台看去。此刻2号比武台上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江疏离双手执着数把小刀，站在一旁观看着，和江疏宇之前一模一样。姐姐好美啊，比画里面还美。百里奚突然有些自惭形秽。江疏离站在那里就独成一道风景，即便没有任何动作，任何表情都能牢牢吸住众人的目光。而和他一组的另外4人，即便在他没有出手的情况下，都能压着对面的5个人打，但是他们的战况看起来比南宫寒雪他们更加熟练。双方都是久经实战的人，打起来时自然精彩许多。江疏宇摸着他的头，嘻嘻也美。就在这时，江疏离动了，他一个闪身就朝前方踏出几步，步步生莲，而他手中的数把小刀也组成了莲花的形状，在他身边旋转着飞舞。与此同时，另外4人的周身都有朵朵紫莲绽放。已经有了一点疲态的4人立刻振奋起来，原本就处于劣势的对面处境更加糟糕了。原来这就是刀莲武者。江疏宇觉得这个修炼之道太适合姐姐了，美丽而充满致命的危险，却又能让人觉得治愈。2人身边的修士也都躁动起来。天哪，女神也太美了吧，就连出招都这么美，不，就连呼吸都很美。本公子似乎看到了一支惊艳的舞蹈，唯有此番佳人才能配得上一试，而独立几字。就在众人感叹之时，对面的5人都被打出了结界。太棒了，江疏离最美！江疏离无意间收获的迷弟迷妹们大声呼喊起来，但整场战斗下来，他几乎都没怎么动过。江疏宇有些羡慕姐姐的这个修炼之道了，又能打架又能辅助，要是拿给他，估计得玩出花来。在呼喊声中，江疏离5人离开了比武台，江疏宇也带着百里奚离去，只要能看到姐姐就好，其他的来日方长。1日过去，江疏宇他们所在的极段已经被淘汰掉了一半的小组。南宫寒雪4人又兴致冲冲地商量起战术来，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又考察了其他几个今日表现比较强劲的对手。今日百里出其不意解决掉对方的法修，估计已经让很多小组产生了防备心，所以明日我们得先佯攻，只要抓住了他们的注意力，再派出百里偷袭，瞬间解决1个人，我们这里就会轻松许多。南宫寒雪考虑得很周到，但偏偏漏掉了一点，如果百里奚被盯上了怎么办？但他也不好提意见，如果自己随便使用一个技能，恐怕他这边直接压着对方打了。另外4人还锻炼什么？观看能力吗？算了，让他们吃个教训也好。江疏宇索性摆烂，趴在栏杆边看风景去了。次日，比武台周边依旧人山人海，许多修士都抱着学习的心态前来观战，甚至在小岛外围还摆起了摊，各种美食摊位也拉到了这边，更加方便凡修们做生意。修正：极段 1-11 12-23，第3极段遇到的 LV36-1级。比武台，南宫寒雪4人看着对面，心情沉重。没有想到对面的5个人实力都这么强，而且等级都在 LV35，还是罕见修士。一个剑修，2个远程术修，再加上2个法修，攻击力更高，不好对付。竟然还有御兽师，这次有点难度，你们小心。江疏宇看着对面的那一只引爆，猜到这个东西可能会克制百里奚。最重要的是，对面现在只露出了1只，万一有2只、3只怎么办？没关系，还有你吗？百里奚压下心里的沉重，笑道。但怎么可能放得下心？对面的引爆也会隐身，自然能看穿他的隐身。南宫寒雪和对面的剑修依次跟裁判示意准备好了，就听见一声开始。唰！正准备冲锋的南宫寒雪顿住了，对面直接围成了一圈，3个术修把2个法修包围在中间，而且还在持续不断进行增幅。除了剑修，另外2个远程术修都打开了护盾，防范着一丝一毫的伤害。百里奚也没有办法配合，对面的引爆一直把自己锁定着，他敢肯定，只要自己一动，对方也会动。肖恩的双手没有停顿过，也一直在增幅着这边的战力。师姐，对面这么搞，我们的几个战术好像都没用啊。没有办法了，
先步步为营吧。没一会儿，双方的战力值都达到了最高峰。天空之上突然出现了一团光芒，朝着众人落下。被攻击的对象自然是南宫寒雪4人。躲避！四人原本的阵型被打散，朝着比武台各处分开。还未等四人重新集合，对面的剑修已经标准时机划出了一道剑气。噗！破空之声才在耳边响起，南宫寒雪的藤盾直接断了几根外围的藤蔓，剑气隔山打牛，打在了他身上。好在黄真真反应迅速，立马为他加了治疗术。好机会！对面的剑修气势如虹，脚步一踏就朝着南宫寒雪飞来。他的手迅速挥动着，挽了许多道剑花，令人眼花缭乱。即便相差7级，南宫寒雪丝毫没有惧意，直接朝着对方的剑花迎了上去。他的剑气也打了出去，和对方针锋相对。就在二人比拼之时，百里奚和影豹都从场上消失了。说是消失，不如说二者都隐身了，却能看得见彼此。他们同时冲向对方。就在影豹高高飞起，想要用爪子划伤百里奚的同时，百里奚立马仰身闪避，手里的苦无和匕首分别在他的腹部留下了2道伤痕。可是才刚让对方受伤，那2道伤痕就被抹去了。御兽师真麻烦，如果没有御兽师及时给影豹治疗的话，百里奚早就重创影豹了。比武台上的局势瞬间明朗，明面上的2个最强输出分别被剑修和御兽师牵制。那么剑修那一方还有一个输出，可以对他们这边的法修下手。对面的奥术师看准了黄真真，朝着他丢出技能。萧恩这次准备了2个盾，可惜奥术师是被2个法修同时增幅的，即便有2个盾，伤害也远超于他的防御值。一个技能过后，他就受了重伤。第2个技能接踵而至，下一秒他就出现在了结界之外。天哪，都来不及治疗！黄真真手忙脚乱的，根本不能同时给3个人无缝衔接治疗，压力不小。没等萧恩喘口气，黄真真就出现在了他旁边。啊，失策了，认输吧，南宫姑娘。对面的剑修已经扬起了嘴角，心中畅快不已。他们早就制定好了针对江疏雨这一组的战术，没想到今天刚好用上。我们不会认输的。南宫寒雪说完这句话后，就展开了极致防守。他躲避开了眼角余光的一个技能，朝着对面的法修冲去。还没等他手中的利剑劈开，奥术师的第2个技能就丢了过来，直接把他弹到一边。他擦掉了嘴角的血渍，深深看了江疏雨一眼，得到了回应之后就跳下了比武台。百里奚也出现在了他身后，在他耳边轻声道：“辛苦你了，疏雨。好好去休息。”得到回应后，百里奚立马跳出了比武台，和南宫寒雪3人会合。什么情况？就剩下江疏雨一个人了？这不好吗？不刺激吗？1打5，刺激！只要能看到他动手就行，这样就可以暗搓搓的收集情报了。也不知道鬼修是怎么打架的，难道是召唤好几个鬼出来？不知道，好期待啊！江疏雨站在原地，扫了对面一眼。对面的剑修哈哈大笑：“小道友，你的伙伴们都已经投降了，你怎么还不跳下去？难道是不想认输？”江疏雨没有说话，直接召唤出了一个鬼灵魔法师。对面5个人狐疑的看着魔法师举起了法杖，然后双眼睁大。冰霜席卷过后，整个比武台上都覆上了一层冰霜，就连剑修都僵在了原地。原本看起来这么温柔的霜雪，竟然有这么强的杀伤力，让他动弹不得。治疗几个呼吸后，剑修并没有感到好转。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另外几个组员已经站在了结界之外，他的瞳孔缩了起来。不是吧？你们什么时候下去的？怎么没有通知我？他的背后毛毛的，突然升起了一种可怕的想法。不会是那道霜雪刚落，他们4个就被打下去了吧？就在他的脑海被杂乱的念头冲击时，一道风霜又迷了他的眼睛。哇，这是什么情况？原来鬼修还能召唤魔法师！天哪，2招，对面就全军覆没了！变态，太变态了！这种痛苦不如让我来承受。为什么我不是鬼修啊？难怪他昨天不动手，这要是动手，其他人还玩什么？话说，他要是在个人赛里和别人对打，几乎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屏住了呼吸，对打，打个屁！被虐还差不多。江疏雨和人对战的这2招，立马在论坛广场上火了起来。整个苍穹域，只要经常在御简上玩论坛广场的修士，几乎都看过了这短短的影像，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这是传说修炼之道。不过最终定论如何，还是要等他踏入2阶之后看。百里奚悠悠叹了一口气：“师姐，要不下次还是直接让疏雨动手吧。”3人也是这么想的，尤其是这场战斗中同时受到物理创伤和精神创伤的萧恩。咱们等级跟不上，还4打5，确实有些劣势了。师姐你就同意了吧？我怕下次就算我拿3个盾也扛不住啊。萧恩说着，泪眼花花。停，你一个大老爷们哭什么哭？我也是这么想的，师姐你呢？黄真真毫不留情地吐槽他以后，看向了南宫寒雪。3人眼巴巴地瞅着他，他无奈极了。好，我们确实实力跟不上了。全票通过之后，4人又一起看向了江疏雨。没问题，交给我吧。江疏雨别过脸去，这4人的目光太炽热了，受不住。整个上午如火如荼的比武过后，第3级段只剩下了200多个小组。等到下午5人站在比武台上时，对面的5人面面相觑。江疏雨也眯起了眸子，这几个人怎么这么面熟呢？是不是跟我进去过荒芜雪原啊？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吧。对面5个人和他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啊，怎么是江师弟？我们还打什么打？人家几百个傀儡，随便一个都能把我们掐死。荒芜雪原被带飞的场景历历在目。江师弟，呸！
江哥是金大腿，一定惹不得，指不定以后还得求着他带我们进副本。退！观舞台上的人也都傻了眼，不知道这些人是在做什么。然后他们就看到江疏雨对面的5个人围在了一圈，窃窃私语起来。然后，江哥，好好打，魁首一定是你的。江哥，到此。感谢江哥没有第一时间出手，再见。5个人说完自己的感言后，直接跳出了结界，而且还一脸轻松，完全没有挫败感。百里奚傻了眼，他们就这么认输了，不再挣扎一下吗？南宫、韩雪3人齐齐点头。江疏雨轻笑起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什么？4人摇头，等待他的下文。不是破釜沉舟，就是刻舟求剑。观舞台上的人也傻了，这是什么情况？打都不打？是啊，对面那一组不是玄武圣地的吗？我记得玄武圣地的人可都傲气得很，哪里会轻易认输？哥们儿，你收集信息的速度落后了呀。江疏雨也是玄武圣地的。哦，难怪。这下我就理解了。下午的第3次选拔之后，只剩下100多个小组，明日应该就能决选出最强的8个小组。后天一结束，我们就能捧着魁首的奖励了。百里奚摩拳擦掌，有些期待。到时候所有奖励都让你领。江疏雨笑呵呵的摸着他的头，那多不好意思啊。百里奚眼底划过一抹流光，亲了他一口，赶紧跑掉。你怎么还愣在那呀？不是还要看姐姐的比武吗？一点都不积极。江疏雨眼底含笑，看着他的背影，直接映照在了心底。秘境，阿星，你老实交代，是不是你让那小子故意这么张扬的？李靖蹙眉看着他，眼底有些担心。南辰星折扇一打，悠悠扇着风，话怎么能这么说？这可不是我让的呀！放屁！你不让的话，以他的性格怎么会这么高调？这不是明摆着去招惹朱雀大陆和青龙大陆吗？李靖没好气的呛了他一句。南辰星好笑的打量他一眼，没想到你还挺担心小苗苗的吗？实不相瞒，这就是小苗苗和我一起商量的计策。什么计策？钓鱼？李靖有些不赞同，语气都冷了几分。没错，钓大鱼。南辰星把扇子一收，身子前倾，故意放低了音量。这些年来，我们玄武大陆死了多少天才？这2个大陆每次都在暗地里动手脚，我们根本抓不到证据。小苗苗和我商量好了，这次我们就来个引蛇出洞，再加上老怪物那边的江疏离，呵呵。李靖惊得一拍桌子，怒目圆睁。什么？2姐弟一起出动？南辰星没再说话，等他自己思考，就听他自言自语起来。一个拥有神秘修炼之道的冉冉之心，再加上一个实力强横进阶成功的2阶传说修士，如果是我也会按捺不住。你和老怪物玩的这招有些冒险了。李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不冒险怎么钓鱼呢？不冒险，我们玄武大陆还会有多少天才死在他们的手里？南辰星的眼底划过一抹杀意，正是因为这2姐弟表现太过亮眼出众，才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你说呢？李靖深吸了一口气，神情坚决起来。好，这一票老子跟你们干了，杀他们个措手不及。次日，江疏雨小组是第3级段里平均等级最低的，可俨然已经成了黑马，不少人已经认定了他们组一定会拔得头筹。而今日，南宫、韩雪4人也不再去商量什么战术，打探敌方情报，用萧安的话来说就是多余。倒是其他小组几乎都制定了针对江疏雨的战术，只要把他解决了，另外4个人不在话下。这种境况4人早有预料，百里奚也直接吐槽，真是多此一举，直接乖乖投降不就好了。5人上场后，江疏雨上前好几步，南宫、韩雪4人退后好几步，准备观战。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本届黑马江疏雨即将再次上演1打5的精彩盛宴。偷偷压了江疏雨的裁判激动不已，这场比武不知道有多少人关注着他这边的比武台。最重要的是，他敢肯定有很多人都给江疏雨小组压了住。对面4个射手和1个法修对上江疏雨会发生什么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对面的法修不仅可以加增幅，还能及时进行治疗，射手都是远程，不知道会采取什么战术。江疏雨丝毫不关心。你就是江疏雨是吧？我们承认你很厉害，但我们也不是什么好欺负的。我们已经制定了完美的战术，被克制的你不会是我们的对手。对面5人七嘴八舌，搞得江疏雨一头雾水。这年头怎么还有人这么单纯？开局前还要挑衅一下他，是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吗？开始！裁判一声令下后，对面的4个射手立马被增幅。江疏雨依照上一局的老套路，丢出了一个魔法师。魔法一出，对面5人齐齐闪避。与此同时，射手都释放出技能，控制住了他的鬼灵魔法师。这下看你还有什么招？你的召唤生灵已经被我们控制了，认输吧。5人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全然不知结界之外有多少玄武圣地的弟子在给他们默默点香。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去控制召唤生灵啊？非要体验被群殴的感觉吗？这帮人真是在作死的路上越走越远，不知道直接攻击僵尸帝吗？话是这么说，可是如果直接攻击僵尸帝的话，那些用剑亡灵傀儡也会出来吧？对啊，这不也是死局？但愿他们自求多福吧。只有不了解江疏雨的人才为他担忧。召唤生灵都被控制住了，江疏雨这下还怎么打？对面这些人还挺有脑子的，但是江疏雨既然能拿2次第一，定然不是浪得虚名。场上的一个射手没梢带血，快，趁势攻击江疏雨！什么情况？2支箭落到江疏雨身上后，竟然被弹开了。就在他们震惊之余，江疏雨已经召唤出了另一个鬼灵魔法师，赤阳光子直接打了一道冲击波出去，5人惊呆了，快躲开！一个射手躲闪不及，被那道冲击波伤到了胳膊，要不是治疗术及时，估计已经被打出去了。怎么还有？
几人面上凝重起来，脑中思绪万千，寻找破局之法。比武台上更加热闹起来。天哪，什么情况？有那么强的召唤生灵就算了，竟然还不止一个！而且这样看来，这样的魔法师他还有很多个。因为这个变化，其他极段的观舞台上又有不少人涌了过来，挤在第3极段中间。当当当，一连串的金属敲击声过后，魔法师又被定住了。大家注意防备，以免还有第3个。对面突然意识到自己轻敌了。就在4个射手准备再度攻击江疏雨的时候，又看到了一个鬼灵魔法师站在他身旁。怎么召唤间隔这么短？不容他们惊讶，一道雷闪术已经丢了出来，直指场上的唯一法修。法修早就有所准备，立马躲避开。看着地上被雷闪术击糊的地方，他心下一个咯噔，吐出一口鲜血来。还不等他给自己治疗完毕，4个射手已经控制住了第3个魔法师。江疏雨抱着玩耍家故意露出一点实力的心态，又召唤出了第4个魔法师，朝着那名法修丢出点石成金。就在法修变成金色雕像的一瞬间，结界就将他弹了出去。4个射手顿时僵在了原地，现在他们只能破釜沉舟搏一搏了。江疏雨轻飘飘地看了眼被控制的几个鬼灵魔法师之后，换出了2个会雷闪术的。噼里啪啦，2道闪电划过，2个射手直接出局。场上剩下的2个人面面相觑，双手一摊：“咱们跳吧，跳吧，不丢人。”对手实力太强，他们除了认输别无他法。如果他们不是等级太低，技能不够，江疏雨实力太强的话，这种搭配一定会把不少人打下水来。这结束的也太快了，还没看过瘾啊！完全被虐，对面太惨了。就凭着这几个召唤生灵，江疏雨拿第一估计板上钉钉了。有知道江疏雨真实实力的玄武大陆修士听到后都忍不住暗笑，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要是他把所有的召唤生灵都放出来，不吓死你们！早上咱们还有一轮，就是不知道会随机匹配到哪个队伍，反正肯定不是最强的那几个，也不知道背后的大能们是怎么想的。没事，反正疏雨肯定会把他们都打趴下的。百里奚此言一出，几人还有什么话聊，只能笑笑谈天说地起来，好打发休息时间。过了一会儿，几人就在比武台中央的面板上看到了熟人。萧恩撇撇嘴，原来那个王习玉是传说修士，难怪这么猖狂。战剑修本身就是战斗狂人，而且这个修炼之道很厉害，猖狂也正常。江疏雨淡淡开口，可是我们疏雨比他还要厉害，从不猖狂，多谦虚啊！百里奚不服气，嘟起了小嘴。该上场了，江师弟，你上去吧，我们就不去添乱了。南宫寒雪4人商量好后，都决定在台下看着。好，江疏雨点头应过，上了比武台。观武台，这下有好戏看了。那王习玉是雷鸣岛王家的血脉，修炼之道是和剑心通明、江家齐名的存在。是啊，都是玄武，大陆区域霸主之一。等等，江疏雨不会也是那个江家的人吧？应该不会吧？他又不用剑，而且修炼之道也不是剑心通明。王习玉上场了，比武台，你们是不是太轻敌了？就只让你一个人上？王习玉看到江疏雨一个人站在台上时，表情古怪起来。对，就我一个。江疏雨点头，负手而立，浑身散发着高手气息。只见王习玉扭头跟身后4人说：“你们都下去，我不欺负人。”那4人听到这话后，完全没有反对，转身朝结界外跳下，这样比较公平。王习玉看向江疏雨，他的举动完全在江疏雨的意料之外，也让江疏雨不得不高看他一眼。原本还以为是个只会挑衅的蠢货，没想到在这方面还挺正直。早就想和你1对1，没想到在小组赛里就已经和你对上了，真是期待。我知道你的召唤生灵确实很强，可惜遇到我就不会有用了。王习玉拔出腰间的剑，直指江疏雨：“你也很强，希望你能发挥出你最强的实力。”哼，少拿出长辈和晚辈切磋的架子，免得到时候被我打哭，很难看的。放心，不会。江疏雨的话音落下后，鬼灵魔法师就放出了2个。同一时刻，王习玉的剑飞了起来，悬在半空，飞起来了，还分出了2道分身。听闻王家的战剑修若是能分出10道剑影，同级段无敌。雷闪术丢出之后，1道剑影直接迎了上去，枪，砰，剑影和闪电同时消散。另1道闪电落在王习玉身上后，便如石沉大海，悄无声息。我有雷鸣体质，你的魔法攻击对我完全无效，希望接下来你能撑得住我的攻击。王习玉弯起了唇角，运着手中的剑左飞右飞，随着他朝着江疏雨杀去。哦，原来是避雷针，这个体质听起来还挺稀奇。江疏雨思考的时候，场外观众担心不已，提心吊胆地看着王习玉杀到他面前。哼！王习玉冷哼一声，就要挥剑砍下之时，哒哒哒，他迅速后撤了几步。砰！拥有战斗直觉的他对危机最为敏感，刚才那一瞬间他不躲的话，眼前碎掉的石砖就是他的下场。他捏了一把手中的汗，深呼吸一口，笑了起来。果然，我就知道不能小瞧你，这才是你的真实实力吧？也确实只有这样，你才配称得上我的对手。对面亡灵傀儡的剑上还闪烁着黄色的光芒，充满了危险的气息。拥有技能的召唤生灵，痛快！王习玉调整好了自己的心理情绪，再次提剑冲了上来。对面的亡灵傀儡后发先至，眨眼间就冲到了他的身侧。好快！他迅速做出了反应，使用技能格挡，拉开双方的距离。枪！兵刃交接后，王习玉和亡灵傀儡都向后倒飞出去。王习玉站稳之后，虎口发麻，竟然连攻击力和防御都这么强，还能站在对面，这是什么怪物召唤生灵？想要速战速决，看来只能用那招了。他立马做出决定，
使用技能为自己进行全属性增幅10倍。一道身影闪过，亡灵傀儡已经被他的一剑绝息斩打晕，控制在了原地。一连使用2个技能，王曦玉丝毫不浪费时间，又朝着江疏雨冲去。就在他以为自己即将得逞的时候，你怎么还有？2个亡灵傀儡拦住了他的去路，飞身退回。没关系，我还有技能。王曦玉屏住呼吸，沉下心来，双手举剑，嘴里念叨着什么，剑刃上光芒大盛。没关系，我也还有。江疏雨手一挥，又出现了6个亡灵傀儡。王曦玉本来就在使用技能的准备阶段，江疏雨这么一玩，他差点一口气没提上来，吐一口老坛酸菜血。你怎么有这么多？9个呀！你精神力受得了吗？受不受得了就不需要你关心了。倒是你，怎么不继续了？继续个屁！一个我都累得慌。不打了，等我踏入2阶以后再来找你单挑。王曦玉干脆利落的转身跳下，离开了比武台。小伙子不错，还挺有自知之明。江疏雨满脸笑意的点点头。听到这话后，王曦玉脚下一个踉跄，恨不得再杀一个回马枪。比武台，王曦玉那么强的人都被碾压了。江疏雨的召唤生灵除了魔法师，还有剑修，这怎么打？9个剑修，6个魔法师，他的极限到底在哪里？要不然遇到江疏雨，王曦玉他们小组起码能进前8吧。可惜了，时间很快到了下午，江疏雨一上场就直接放出鬼灵魔法师，其他人根本打不过。开玩笑，那相当于6个王级妖兽 BOSS， 平时打一个都累死累活了，更何况现在。于是江疏雨一组就这样顺利晋级，等待明日的8进1决赛。剩下的8大小组之中，南宫寒雪重点注意的5个小组都在，另外2个就是玄武圣地和凤栖圣地。虽说是随机匹配淘汰，但最强的几组都顺利走到了这个位置。但这种强强对决恰巧是大家最爱看的节目，因此也没说什么。此时客栈里的人已经走了10之8九，只剩下小部分人还在等待决战。明天小组决赛之后就是个人赛了，之后还有天骄战，到时候你会参加吗？百里奚看着天上的星星，握紧了江疏雨的手。会，师尊让我越级挑战的时候表现越强越好。江疏雨轻轻点头，毕竟跨越的级数越高，奖励越丰厚啊。我才不相信你是会为了奖励如此出风头的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江疏雨心里暗道不好，面上还是装作若无其事一般。怎么会？我没有要指责你什么的意思，只是玄武大陆出现的天才总是会无端消失，甚至直接毙命。最近有不少人都在谈论，你说你会成为我们玄武大陆未来的顶梁柱，我有些担心。江疏雨心中轻叹一口气，摸着他的头。没事的，西西，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放心吧。就连魔王卓都杀不了我，别人想对付我也没这么容易。听到这话，百里奚肯定了心中的猜测，但他没法劝。正是因为江疏雨的正直，他才喜欢他的，不是吗？那你小心一些，毕竟现在你连2阶修士都还不是。放心吧。江疏雨看着远方，心里却在暗自嘀咕，那些人怎么还不动手？难道我这个筹码没有诱惑力吗？还是说需要等待某一个时机？两人如此沉默着，吹着清风。翌日，小岛上的布置又变样了，之前的比武台全都撤了，每个级段只保留一个大型比武台。你们不知道，2阶修士那边的比武台可大了，是我们这边的2倍。萧安，你在这兴奋什么啊？咱们又不上去。黄真真慢悠悠地吃着早餐，调侃道：“看看也是好的吗？”萧恩委屈地抱住了自己的预言书。一行5人吃完早餐后，就到了小岛上。此时，每个比武台上都漂浮着一个光团，里面就是每个级段的首席奖励。1阶修士的首席奖励全部都是5000万灵石、初级采药和初级新功法卷轴。不少参加决赛的人看到奖励都眼热万分。舒雨，你的第一个对手是九湖大陆修士，他们最喜欢使阴招，你可要小心一些。百里奚附在他耳边，正说着，就有5个人走了过来。初次见面，见过江疏雨道兄。领队的女子走上前来，俯身行礼。小女子是有苏嘉兰，我们九湖大帝对您的修炼之道十分感兴趣。如果您愿意来到我们九湖大陆的话，九湖大帝一定不会亏待您，您想要什么大帝都会给您，包括我。说完最后一句话，有苏嘉兰还朝江疏雨抛了一个媚眼，清纯的面容下藏着的却是龌龊的心思。江疏雨皱起眉头，这个有苏嘉兰还真是自信，想凭借自己的身体就要求他背叛玄武大陆吗？百里奚当即就想跳出来骂这个臭女人，却被江疏雨揽过肩膀安抚。滚！江疏雨没给对方好脸色，直接赶人。有苏嘉兰并不羞恼，还笑盈盈的道：“既然如此，江道兄可以再考虑一下，九湖大陆欢迎您。”说完，他就转身带着4人离去了。这女人段位也太高了，啧，就连萧恩都看得出来她能屈能伸，不得不佩服。百里奚气急了，段位高个屁，直接出来勾引我的疏雨，真是不要脸。就是师妹，这种女人你可要防着点，就怕以后师弟身边这种女人数不胜数。黄真真也有些气愤，挖墙脚直接挖到他们这边来了。南宫寒雪立马分析出了关键，江师弟实力太过亮眼，恐怕其他几个大陆都会有人虎视眈眈，如果拉拢不成，可能。江师弟，以后你可要小心了。南宫寒雪嘱咐着。江疏雨点点头，放心吧师姐，我心里有数。还有西西，我的心在你这里，不用担心别人会来勾引我，在我眼里谁都没你好看。百里奚羞红了脸，捶了下他的胸口，师兄师姐们都在这里，你瞎说什么呢？不等江疏雨狡辩，他转过头看向南宫寒雪，师姐，我记得那女人是九湖大陆的罕见修士，九湖神使对吧？没错，但是具体情况打探不出来，九湖大陆那边都藏得严严实实的。
南宫寒雪的脸色也无奈起来，所以待会儿江师弟要对付他的话，可能有些麻烦。没事，西西，师兄师姐，我先上场了。江疏雨对对方的情报并不感兴趣，既然九湖大帝肯牺牲一个传说修士拉拢他，说明这个传说修士的实力并不如自己。江师弟，加油！疏雨，加油！他上台后直接示意裁判准备完毕，对面很快调整好阵型，将那个九湖神使围在最里面。开始，刷！两个鬼灵魔法师直接出现在江疏雨身侧，丢出技能。对面的九湖大陆修士头顶出现了一个虚影，样貌和江疏雨遇到的黄级妖兽冰雪九尾狐相似，看来神使和召唤师有点类似。江疏雨立马做出判断，就看见那九尾狐把鬼灵魔法师的两个技能全都吞了下去。呵呵呵，一道令人不舒服的病娇笑声响起，有苏嘉兰从对面的坦克背后冒出头来，眼唇轻笑，让台下的百里奚看了心头冒火。江道兄，您的魔法攻击对我们的狐神无效哦，接下来再尝尝我们的下一个攻击吧。江疏雨皱起眉头，等待对方的攻击。又一只黄色的九尾狐虚影出现，向下方俯冲，进入了坦克的身体之中。那名坦克的气势顿时汹涌起来，力量翻了好几倍。啊！一声大喝过后，他脚下的地砖都碎开了。江疏雨立马召唤出了5个亡灵傀儡，拎着剑朝对面冲去。坦克迎着5个傀儡而上，砰！坦克被撞飞后，5个傀儡依然保持着前冲的脚步。有苏嘉兰轻笑着，果然很厉害啊，竟然连这招都伤害不了你的召唤生灵。他摸向了自己额间的虎火标志，嘴里念叨了几句咒语后，被撞飞的坦克再次站了起来。啊！坦克的状态明显比之前好了不少，速度比之前快了许多。如果江疏雨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全属性增幅。砰！碰撞声响起，而这一次坦克并没有倒飞出去，只是后退几步。有点意思，竟然一个人能挡5个傀儡。江疏雨眯起了眼睛，对面的坦克一直使用技能抓住了傀儡们的攻击方向，让他们不得不对自己出招。江道兄，你的召唤生灵好像不大，听你的话。有苏嘉兰一脸无辜地看着他。江疏雨冷哼一声，那就让你见识见识听话的。他心念一动，5个傀儡全都转移了攻击目标，看向了有苏嘉兰。刚才还有些得意的有苏嘉兰顿时慌了神，懊悔自己好端端的去挑衅江疏雨做什么。他赶紧念叨着咒语，5人头顶上的九尾狐虚影融入了他方魔法师身上。那位魔法师的眼底绽放出亮眼的蓝光，而后迅速举起了手中的法杖。比武台上顿时出现了无数条藤蔓，有苏嘉兰娇俏可爱，就让你尝尝金钩藤的滋味吧。那些藤蔓全都长了眼睛似的，朝着傀儡飞了过去，将他们束缚在原地。一个呼吸而已，亡灵傀儡便动弹不得。有苏嘉兰放松下来，魅惑地笑着，江道兄可还有其他招数？眼下鬼灵魔法师的攻击对他们造不成伤害，亡灵傀儡又被控制住，在他眼中江疏雨已经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再不使出来的话，可就要被我们打败了哟。他言笑晏晏，坦克举刀朝着江疏雨冲了过去。九湖大陆的人全都放松下来，原本他们以为最难缠的对手不过如此。就在几人以为他们即将胜利的时候，背后突然生出了一股寒意，一道黑色的影子绑住了他们。有苏嘉兰眨巴着眼睛，懵懂地看着身上的黑色影子。此时场上除了江疏雨的所有人几乎都动弹不得，影子纠缠减速好几十倍，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江疏雨信步闲庭，朝着他们走来。整个比武台上如同被时空被冻结一般。坦克艰难地转过头，直到江疏雨走到有苏嘉兰面前时，他才看到江疏雨的背影。有苏嘉兰心里慌乱无比，不知道该怎么办。什么情况？这些影子竟然能减速这么多，感觉像静止了一样。就算没有鬼灵魔法师和亡灵傀儡，光是这个技能，江疏雨就足够恐怖了。是啊，如果是我面对到这样的敌人，一旦被控制住，几乎是对方砧板上的鱼肉了。江疏雨的实力又再度给了众人一个惊喜。着急上火的有苏嘉兰疯狂思考着破局之法，已经忘记了一件事情。哎，那个坦克和魔法师怎么闭上眼睛了？你这么一说，刚才我好像还看到那个坦克突然垂下头来，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突然死掉了。等会儿突然死掉，有人思索起来，这莫不是傀儡术？那个坦克和魔法师本来就不是人，不，其他4个都不是。有人发现了什么？倒吸一口凉气，那不是普通傀儡，是实实在在的尸傀，生前是修士的那种。咕噜，许多人吞了口唾沫，压下心中的恐惧。那岂不是比江疏雨的傀儡还要可怕？丧尽天良啊！江疏雨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想要解决掉麻烦的傀儡，只要解决掉傀儡师就好了，就像召唤师、御兽师。江疏雨嘲讽地看着有苏嘉兰眼底的惊慌失措，下一秒，一个亡灵傀儡就出现在了有苏嘉兰面前。唰，有苏嘉兰出现在了结界之外，眼底的惊惧还没有消散。没有了有苏嘉兰后，比武台上剩下的几个动都不能动的尸傀根本不足为惧。场上唯一能动的那个亡灵傀儡身影如魅，几个闪身就把剩下的4个尸傀逐一击出了场外。有苏嘉兰又羞又恼，根本没有办法。此时的他无比后悔自己没有带上一个法修，但凡有一个进化，他都不至于走到这个地步。可恶！他握紧了拳头，不知在想些什么。江疏雨带给众人的惊喜越来越多了，无数人都猜测着他是否还有其他的后手。朱雀大陆 vs 凤栖圣地。朱雀大陆的这个小组可是朱雀圣地的天才弟子组成的，实力不容小觑。南宫寒雪低声跟4人说着他所了解的信息。剑修、杀手、射手、法师、治疗5人全都是罕见修士，没有一个传说修士，这是最蹊跷的地方。不过再怎么蹊跷，
他们5人的实力远远在其他同类修士之上，关于这点，我没有什么情报可以分析出来。百里奚摩擦着下巴，眼睛亮了起来。我想起来了，朱雀大陆好像在搞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吃下去后可以让罕见修士的各个属性提升到传说级别，不过具体是什么东西就不太清楚了。南宫寒雪点点头，看来他们弄出的那个东西已经成功了，因为朱雀大陆在别的极段还有好几个小组，表现都和这个小组一样。既然如此，那江师弟岂不是得再小心一些？萧恩眼睛一眨，就想到了关键。但是江师弟的实力摆在那里，就算是传说修士又怎么样？不照样也打不过他吗？黄真真一语成谶，众人默然。行吧，我们应该是瞎操心了，也不算瞎操心，至少让我有一个心理准备，不是吗？江疏雨安慰道。场上，朱雀大陆和凤栖圣地终于开始了交手。裁判一声令下之后，才几个呼吸，凤栖圣地的5人全都被压着打。凤栖圣地这次亏大了呀，精心培养的小组竟然被别人压着打。是啊，听说他们技能全都是血满的，而且你看还都是全套顶配黄级武装，不应该啊。他们这边还有一个传说修士，怎么会不如全罕见修士呢？观舞台上的人们都百思不得其解，许多玄武大陆修士担心不已。听闻凤栖圣地是冲着头筹去的，就算不是头筹，咱玄武圣地也不能丢面子，好歹拿个第2吧。开局就被虐，看起来好菜啊！比武台上，朱雀大陆的剑修疯狂地挥剑砍出，每一剑都有吸血和重伤效果。后方的射手也抓准时机，时不时的朝想要救援的人射出一剑，攻速快，还有暴击。对面的法师控制技能也丢得非常好，一丢一个准，没有错漏。眼看法修不断施展着治疗术，逐渐疲惫，凤栖圣地的破天神枪手段兰亭眼底闪过一丝疯狂。帮我争取时间。好。最前方的坦克应声后，一连施展出2个技能，一个吸引所有人火力，另一个极致防守，扛下所有攻击。段兰亭抬起手枪，瞄准方向，整个人的气势逐渐升腾起来。传说修士不仅仅强在属性，更强在技能。朱雀大陆一方的攻击力十分强悍，凤栖一方坦克的护盾迅速被打散许多。即便他们这边的法师也在接连不断的输出，但伤害太低，根本伤不到对方多少。眼下胜利就压在段兰亭的这个技能上了。朱雀大陆众人的疯狂落在江疏雨眼底，越看越不对劲。这些人怎么跟吃了兴奋剂一样，完全没有理智可言。兴奋剂？那是什么？百里奚思考起来，我倒是感觉他们像吃了临时提升的丹药，所以丧失了理智。不过这种丹药也伤身体，对修士造成某种不可逆的影响吧？南宫寒雪推测起来。差不多就是你们理解的意思。江疏雨看着眼前的局势，继续分析，如果段兰亭的技能成功放出，不是这帮人太强不屑于阻拦，就确实嗑了药。砰砰砰，段兰亭技能准备完毕，跃到了半空中，他的手枪之中射出了无数颗子弹，而且他的身体360度旋转着，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个角落。那些子弹的伤害力巨大，一圈又一圈下来，整个比武台上都是硝烟的味道。他们根本不躲，这也太奇怪了。百里奚发现了最奇怪的一点，按道理法修应该最注重自己是否受伤的情况才对，如果不能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那其他人也会很危险。根据情报来看，这些人之前就是一直这样打的，从来没有遇到过段兰亭这种情况，所以根本发现不了。南宫寒雪表情凝重，硝烟弥漫了整个比武台，足足半分钟后才开始有减缓的趋势。段兰亭气喘吁吁，按着自己的膝盖，发丝上都是汗水，可见刚才的技能耗费了他多少精神力。而朱雀大陆众人的身影早就不见了。朱雀大陆这种做法无异于毁掉修士一生的前途，自取灭亡罢了。江疏雨摇摇头，凭借这种药就想拿到所有极端的头筹？呵。南宫寒雪听到他这话后，立马带着萧恩和黄真真去其他极段打听去了。果然，除了 LV1 到 LV11极段的新手外，其他朱雀大陆的修士也是这样的。看来也并不是完全丧失了理智啊，没有丧心病狂到给年幼的孩子用那种东西。江疏雨无奈的叹息一声，但他心里清楚，这些孩子估计以后也避免不了成为实验品的命运。秘境，3位大能齐聚一堂，百里千珏的表情不知是笑还是哭。朱雀大陆那帮家伙的计谋完全失败了，真是不知所谓，活该。蓝晨星一脸笑意，这样正好，咱们玄武大陆拿到头筹的几率就更大了。毕竟没有理智的战斗在这种巅峰赛里，还不如妖兽呢。李靖冷哼一声，按照那帮人的尿性，估计还是死性不改，会继续钻研下去。没错，但是眼下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蓝晨星扬起唇角，颇有意味的看着李靖。放心吧，已经准备好了。李靖点头。这一幕看得百里千珏别扭极了。你们2个在打什么哑谜？当老头子我是摆设不是？蓝晨星咧嘴笑了起来，也不是什么哑谜，就是让江疏雨当诱饵钓大鱼而已。什么？百里千珏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我孙女还在他旁边呢，你们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蓝晨星掏掏耳朵，一脸懒散。现在不就跟你说了吗？再说了，又不是只有江疏雨一个，还有他姐江疏离呢。老怪物那边也准备着，别那么不信任咱们，你且稍安勿躁。他摆摆手，抚慰起百里千珏的情绪来。百里千珏垂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最后他还是重重叹息了一声。行吧，老头子，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其中该关键也懂。既然如此，我就在你们这边等着消息，如果有需要我好随时出手，那就最好不过了。欢迎你的加入，老千。蓝晨星的狐狸尾巴摇了起来，计谋得逞加1。金玉城比武台上正是麒麟大陆和玄武圣地的另一支队伍，双方刚上场，
一阵光芒过后，麒麟大陆的5人全都出现在了结界之外。此人名为荣九玉，修炼之道是光明裁决，传说修士，他们的小组是圣地安排的。不仅如此，他前不久刚拜入神道峰，按道理他在几个月前就应该到 LV36了，但是为了这次的修士大会，黄真真没有说下去，其他人都懂。南宫寒雪也知道一些，他是为了初级新功法卷轴来的，所以遇到你应该不会手软。他看向江疏雨，继续提醒，而且他们一行5个人，除了他以外，其他人还没有动过手。话音落下后，对方的视线就落到了江疏雨身上，眼底划过一丝厌恶。我是真佩服，为什么带有光属性的人对我恶意都这么大？江疏雨心中暗自腹诽，按属性的就不是人了吗？第4场是青龙大陆和青鸾大陆的比试，因为双方都是传说修士，而且技能都十分强横，打得有来有往，精彩，太精彩了！其他的几乎都是一方被虐，这种才是我们爱看的。这样不更好？到时候决赛才知道谁最强了，真期待啊！最终，青龙大陆略胜一筹，晋级前4强。前4名小组请稍作休息，1个时辰后再度开启比试。第1场，江疏雨组对阵青龙大陆组；第2场，玄武圣地组对阵凤七圣地组。听到这个安排后，江疏雨不得不佩服玄武大陆的鸡贼，但以前在其他大陆别人安排的更加明目张胆，这算手下留情的了。师弟，情报有出入，我们3个先去打探一下。江疏雨正要说不用，南宫寒雪3人早就跑得没影了。他无奈地扶着额头，疏雨，师兄师姐他们也是关心你，就让他们去忙活吧，不然总觉得心中亏欠。好，百里奚成功说服了他。青龙大陆除了法修士龙女之外，另外几人的修炼之道都是龙王，技能攻击同时包含物理攻击和法术攻击，而且肉身防御值非常高，可以同时削减2种伤害。肖恩说完以后忍不住砸舌，龙王听起来就是霸气，好羡慕啊！再羡慕你也没可能，那是青龙大陆之人才有可能觉醒的修炼之道，更何况概率还这么低。黄真真巧笑嫣然，有一个消息不知道算好还是算坏，青龙大陆修士至今还未施展出控制技能。南宫寒雪有些担忧，师姐不用担心啊，疏雨有多少召唤生灵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的控制再强也控制不了这么多的。百里奚笑眯眯的，对，一时糊涂竟然忘记这件事了。南宫寒雪顿时轻松下来，师兄师姐你们不要担心了，头筹必然是我们的。江疏雨说完这话走上台去，对面4个龙王1个龙女也上了台，双方抱拳行礼后，青龙大陆领队开了口，江道友，对上我们你可得小心了，我们的防御技能十分强大，可以扛得住你的召唤生灵的攻击。其他人也有些得意，只要把你的召唤生灵全都打死，就你那点召唤师的防御值根本不够看，小心被我们切成白菜干。而且我们的龙女有进化技能，你的影子纠缠对我们完全不起作用。青龙大陆的几人都很自信，甚至还未开战就多了自己的老底。江疏雨忍不住笑意，淡然开口，还请各位道友赐教。没问题，小意思。对面的领队叉着腰哈哈大笑。开始，一声落下后，龙女已经给4个龙王施加了增幅技能，4人冲了上来。看着他们周身的小型结界，江疏雨就猜到这是他们的防御技能了。4人还飞在半空中，江疏雨就伸出了手掌，朝着他们的影子出手。5个影子瞬间活络起来，让5人动弹不得。龙女一个技能过后，4人又继续朝着江疏雨杀去，鞭子才刚甩出就被几剑打飞，他们立马改变方向，朝着其他方向打去。枪！一连好几次鞭子都被打飞，直到他们被雷闪术击中后才回过神来。里一层外一层，可恶！那我们该怎么办？还没等4人商量出对策，几道雷闪术又打了过来。但即便他们再怎么躲避，雷闪术还是跟踪他们，劈在了他们身上。在自身的防御和龙女的及时治疗下，几人倒是没什么大碍。攻击龙女，江疏雨才开口，4个龙王就着急的异口同声道：“咱们从上面打他个措手不及。”呵，4人才腾空跳起，想要挥鞭甩出，就被当空拦截下来。你们会跳，我的傀儡也会跳。江疏雨勾起唇角，命令鬼灵魔法师们先集中攻击龙女。然后，什么鬼？这傀儡怎么还会抓人？根本挣脱不开啊！4个龙王全都被亡灵傀儡抓住了胳膊，傀儡的另一只手依旧麻木，重复挥着剑，他们的表情都跟见了鬼似的。而龙女正在躲避鬼灵魔法师的围攻，根本腾不出手来给他们补充血条。结果龙女才刚出局，4个龙王全都一起出现在了结界之外，死一样的沉默，尴尬。几人恨不得抱头痛哭，为什么在打江疏雨之前他们要那么嚣张？江疏雨云淡风轻的在比武台上抱拳，青龙大陆修士感觉更尴尬了，只好抱拳回礼。观武台，看，我就说他能召唤20个出来，你输了吧？快交出灵石！不给，现在还没到最后关头呢，万一他之后还有呢？哇，你这么赖皮的吗？那照你这么说，我岂不是一直都没有灵石赚了？不，个人赛之后还是能有定论的。比武台，玄武圣地和凤七圣地的人都走了上去。荣九玉一脸傲然，你们不是我的对手，直接认输吧。段兰亭咬着牙，他知道对方说的是实话，可他不想就这样认输，不甘心。我们还没有打过，怎么知道不是对手？荣九玉笑了，是不是对手，你心里不是已经有数了吗？我还是看在你也是传说修士的份上，才跟你这么说。若是别人，我根本懒得提一句。段兰亭死死咬住牙，看向裁判，我们准备好了。哼，真是不听劝。荣九玉嘲讽地笑起来，看向裁判，我们也准备好了。好，开始。裁判声音刚落，强烈的光芒落在了比武台上，
凤栖圣地的所有人一一出现在了结界之外。观舞台上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这才开始没多久吧？怎么到了这个环节，还是一击就解决了？待会儿可要好戏看了。真不知道江疏雨和荣九玉对上是什么场景。啧，我压荣九玉。哼哼，那你就输定了，我压江疏雨。荣九玉打完之后，直接看向江疏雨，上来吧，我不用休息，直接开打就好。明人不说暗话，我不想浪费时间。如果不是为了触及新功法卷轴，我才不会来参加这种无聊的大会。荣九玉的话毫不客气，嚣张，太嚣张了。百里奚握紧了拳头，裁判看向了江疏雨，这两个的实力感觉都很变态，他谁都惹不起。他笑眯眯地抱着拳头，江小友，请问你是现在应战还是再休息一会儿？江疏雨安抚了下暴躁奶猫百里奚，轻轻颔首，应战。江疏雨走上台后，荣九玉就让圣地给他安排凑数的4个人下去，接下来开始了他的嘴炮输出。江疏雨，哼，你在圣地里闹出的那些事情我都知道，竟然还带人刷副本赚贡献值，真是丢人。普通弟子就是普通弟子，一点脸面也不要。如果我是你的话，早就羞愤地退出圣地了，免得给圣地丢人。眼看着对方一张臭嘴叭叭叭的，江疏雨十分无语，对方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搞得像是他不需要赚贡献值一样。江疏雨翻了个白眼，脑子有病就多去医馆看看，多逛逛不是坏事，没准就把你脑子治好了呢。你说什么？荣九玉羞红了脸，以往都是他嘲讽别人，还没有人敢这么刚他。我说你脑子有病就多去医馆看看。江疏雨厌其烦地重复着这句话。台下的南宫韩雪3人都默契地看向了百里奚，百里，江师弟是不是跟你学坏了？哪有？再说了，坏点不好吗？免得疏雨会被坏人欺负。萧恩3人痛心疾首，瞅，这说的是人话吗？会有坏人欺负江疏雨？只怕会被打死吧。好啊，你竟然敢骂我！荣九玉伸着手指，一脸愤怒。江疏雨的表情古怪起来，那你听听你之前说的是人话吗？哼，我不屑与你在这里争辩，咱们手底下见真章。江疏雨没再接话，为什么传说修士就是这么容易傲气？是被捧得太高了吗？唉，人类的虚荣心啊！开始，江疏雨只放出了5个亡灵傀儡，荣九玉一脸轻蔑。阴暗的鬼东西们在光明裁决下一定无所遁形。刺眼的光芒照耀在比武台上，江疏雨眯起眼睛，原来是如此温柔的精神攻击啊！难怪他之前遇到的对手全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场的。那如果我丢出魂火，他受得了吗？精神攻击对亡灵傀儡完全没有作用，江疏雨也待在原地思考，6个身影一动不动，落在荣九玉的眼睛里就是，哼，真是自大，到了这个关头还敢发呆。荣九玉毫不客气，一道月牙光刃劈出，6段甲直接把这道光刃吸收了，一道暗芒闪过，江疏雨依旧平安无事。不应该啊，就连段兰亭都接不了我这一招。荣九玉突然有些怀疑人生。嘎吱，哒哒哒，5个亡灵傀儡从光芒中冲了出来，荣九玉双手掐诀，一个圆盘从他的身后亮起，嗡，圆盘穿过他的身躯，朝着亡灵傀儡飞去。砰，几个亡灵傀儡全部都被打飞，摔落在地。光明与黑暗互相克制，并不全然只有光明占优势，所以属性强大的傀儡们都没有受伤，就像被石头绊了一脚摔倒而已。可荣九玉并不这么想，在他的观念里，光明就是压制黑暗的存在，所以这些鬼东西在遇到他时就应该被光明灼伤消散。但他遇上的是江疏雨，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他预料中的那样顺利。神，什么情况？荣九玉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为什么他们没有消失？几个亡灵傀儡都站了起来。江疏雨看完了他的技能后，便放出了鬼灵魔法师。霹雳，2道闪电打下，荣九玉还想再次施展烈阳阵的手法被打断。他蹙起眉头，你。比武台上，荣九玉在没了之前翩翩公子的模样，玉冠掉落，顺滑的长发变成了玉米烫。肉身防御竟然还不错。江疏雨语不惊人死不休，观众听了想锤人。明明那么可怕的荣九玉，遇上他就像玩一样。兄弟们，我感觉他在羞辱我们，你别自作多情好不好？没到荣九玉那个段位都不配被羞辱。荣九玉气愤咬牙，使出了光明誓言防御技能。要知道，这是他原本最不重视，觉醒后第一次使用的技能。看来我之前确实小看。还没等他说完话，几个亡灵傀儡已经冲到了他面前，雷霆万钧一出，黄色光芒闪过，哗啦，光明誓言碎成了渣，掉在了地上。他又召唤出圆盘，将亡灵傀儡们打飞出去。你确实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但是，霹雳，又是2道闪电落下。荣九玉还没有说完话，又出现在了结界之外。荣九玉直接怔住了，完全不在状况之内。看到对方还在怔愣中，没有缓过神来，江疏雨知道今日这一战会给他留下非常难以磨灭的印象。从小一路高歌猛进，却在这里碰了壁，心中一定不好受。但如果能调整心态，改变自他对普通弟子的观点，以后说不准也是人族的顶梁柱之一。荣九玉回过神来，有些委屈，怎么不让人把话说完？太过分了！观舞台，江疏雨赢了，没想到这么快。天哪，就连荣九玉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得多可怕啊！关键我们连整场战斗都没有看到，刚刚那一会儿功夫里面全是各种光，心累啊！许多观众惨叫连连，痛叫可惜。比舞台，江疏雨，等我踏入2阶之后再来挑战你，我相信下次我一定会打败你。荣九玉说完这句话后，直接转身离去。江疏雨心中古怪，
怎么一个个都咬定自己踏入二阶之后不如他们？既然这样的话，他也不会手下留情，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简单粗暴。以武会友到了终端，就此谢幕，比武台上的结界也消失了。百里奚轻轻一跃就到了台上，太棒了，舒宇，你果然是第一。江舒宇轻笑起来，必须的。秘境，这臭小子又占我孙女便宜。哎，老千，你哪只眼睛看着是小苗苗占了你孙女便宜？明明是你家孙女占我们小苗苗便宜。南辰星嬉笑起来，狗屁，那江小子可是男人。哎，这话就对了，小苗苗可是个负责任的男人，别人要是有这样的孙女婿，恐怕晚上抱着枕头都能笑醒。一片沉默过后，李靖和百里千诀都齐齐吐出一句不要脸。金玉城一阶修士比武区域，4个极段玄武圣地就包揽了3个头筹，另一个是凤栖圣地，再一次证明了玄武大陆的实力之强，即便是新生代，实力也没有退减的情况。和在其他大陆参与修士大会的情况一样，整个观舞台都窃窃私语起来。不知道这次负责发奖励的是谁？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是2阶修士。这还用你说？连3岁小童都知道。哗，一道温和的气息散开，但众人都被那个气息的威力震慑住了。是3阶修士，好大的手笔！本来奖励就够丰厚了，整个大会都举办得这么大方，确实也只有3阶修士配得上。3阶修士是达到 LV84 的强者，但数量稀少，摆不出其一。所以任何一个3阶修士都是能够傲视大陆的存在。比如青松派掌教何不去？而如果能达到 LV108，就会被称为神话修士，就算是强者如云的玄武大陆也没有几个。当然，南辰星、李靖和百里千诀3人已经达到了这个层次，他们也是人族的顶梁柱。不过这样的人物不轻易出现，神话修士啊，是多少人可望不可及的梦想。即便是传说修士都不能敢说自己100%能走到那个位置，毕竟就连踏入3阶都有可能失败。年轻人，你们的表现我都看到了，前程锦绣啊！那位3阶修士摸着长胡须，看着比武台扫视一周，除了江疏宇2人，其他人都激动不已。没办法，江疏宇和百里奚经常和神话修士打交道，3阶修士的威信在他们这里根本不够看，也不是说不尊敬，就是没有畏惧感而已。呵呵，本君李成云是玄武大帝座下12世君之一，申世君，你们称我为李爷爷就好。如果你们这些后辈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来找我，本君兴许有点用。呵呵呵，李成云和蔼可亲，一点架子都没有，确实十分适合出演这个拉拢人的角色。他说完这番话后，大手一挥，其他奖励都飞到了各极段魁首的面前，而后他飞身而下，站在江疏宇面前。江小友，以后如果遇到麻烦，可以来找我。是，多谢李老。他将奖励递了出去后，点点头，就扭头看向百里奚，温和道：丫头，还请帮我跟领主问候一下，过段时间我再登门拜访。好的，李爷爷。百里奚乖巧地笑着，抱拳行礼。李成云说完话后，就回到了半空中。LV48以下极端大会结束，明日同一时间在此处开始个人赛，诸位修士还请好好休息，调理一番。话音落下后，天上哪里还有人的影子？整个修士大会简单粗暴的开场，没有什么表演噱头，但每一个细节都在彰显着他们的认真，真正符合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风格。哎，百里师妹，这个李老和你认识？萧恩的八卦之心熊熊燃起，反手掩唇问道：啊，不认识啊？可能爷爷和人下棋的时候随口提的吧。百里奚装作一脸懵懂，老2辈的人都喜欢喝茶下棋，认识一些棋友也正常。萧恩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还想再开口，就被黄真真拉住了。你是10万个为什么吗？问题怎么这么多？认不认识关你什么事？就是好奇吗？其实南宫寒雪3人都知道百里奚家世显赫，只是不知道具体的。毕竟南宫寒雪连新尊都喊爷爷，认识大帝座下10君不是也很正常吗？江疏宇没管他们，把初级采药拿给了百里奚后，就把箱子和初级新功法卷轴收了起来。奇怪，刚刚怎么有触电的感觉？在收起箱子后，江疏宇眯起了眼睛，便和众人商量1个时辰后打道回府分灵石。萧恩沉浸在即将暴富的喜悦中，摩挲着双手，期待不已。黄真真和南宫寒雪2人看了连连摇头，这家伙也不知道收敛一点，穷太久了，容易太激动。秘境终于露出马脚了，李靖的手指敲打着茶案，眼底划过一抹流光。哦，我怎么没看出来？难道你说的是李成云？南辰星扇着扇子，一脸悠闲。猜对了，只是现在我还不能肯定，再看看。李靖笑着，只要鱼儿上钩就好。不会吧，老李，你可要慎重一点啊！百里千诀的双眉拧在了一起，差点打结。如果魔神殿连12世君都能渗透，那么我们玄武大陆就危险了。李成云虽然不是神话修士，但就凭他3阶修士12世君的身份，可以说地位仅仅亚于他们几人。不仅我们玄武大陆，恐怕其他大陆早已千疮百孔了。李靖直接指出了关键点，而后继续沉下心神观察起来。2阶修士比武区域，江疏宇和百里奚赶到之时，这里的大会才刚刚结束，李成云正在颁发奖励。江疏离一族自然成为了他们极端的魁首。每一次修士大会，但凡神道峰参加，必定是头筹。3大峰中，神道峰永远都是圣贤峰和昊天峰仰望的存在。好羡慕啊！灵石是我们的10倍。百里奚双眼放着星星。2阶修士所消耗的资源本来就是我们的好几倍，那些终极物品的价格，一想到以后还要拼命赚贡献值买终极功法卷轴，江疏宇就头疼不已。就在江疏离接过箱子的一瞬间，江疏宇立马皱起眉来，那种感觉又出现了。西西，
你发动技能看一下那个箱子，是不是有什么古怪？百里奚没有多问，立马使用技能潜入阴影之中，几个呼吸过去，他才确定开口。那个箱子里附着的东西好像魔气。他灿若星辰的眼眸继续闪烁着。糟了，那魔气到了舒离姐姐的背后，其他人也有。百里奚立马反应过来，扭头看向江疏雨，下一瞬他就捂住了嘴巴。舒雨，你背后也有？不对，舒离姐姐跟我的修炼之道相似，应该也发现了，可她为什么什么反应都没有？江疏雨凝眸看向了江疏离，果然，姐姐看起来若无其事，难不成她也参与了这次行动？他早知道诱饵还有其他人，但万万没有想到是姐姐。魔神殿一直在人族中活动，不知道杀死了多少玄武大陆的天才，星尊也不是没出手过，但都是一些跑腿的人罢了。所以这次才会想到抛出更大的诱惑来，既要他展现实力和可怕的天赋，又不让他全部暴露。仔细一想，姐姐在几次比武中也是这样的，从一开始的深藏不露，到后面的逐渐展现锋芒。他叹了一口气，愁眉苦脸。他自己以身犯险没什么，但如果是他的亲人，那就不一样了。姐姐应该也不知道自己是另一个诱饵，否则肯定早在一开始就阻止自己了。舒雨，你别担心，姐姐实力那么强，可不是荣九玉那些小杂鱼可以比的。百里奚赶紧握住了他的手，那些人想要对付姐姐，应该没那么容易。江疏雨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对，星尊他们应该会考虑到这一点的。当夜，金玉城的客栈区域安静无比，几乎每个修士都在入定之中，想要养足精神，好让明日的个人赛万无一失。这次修士大会的个人赛也神神秘秘的，竞选规则要明日才能知道。烛火怎么都熄灭了？还在街上闲逛的游人们都傻了眼，无数条街巷都是如此，原本高高悬挂的烛火全都在同一时间熄灭。哗啦，寂静的夜里黑暗涌动，衬托的海浪声震耳欲聋。哗啦，海浪一声接着一声拍打着岸边。海啸又来了，大家快跑！明日就是个人赛了，怎么出现了这档子事？数百米海啸猖獗着，似在与金玉城宣战。而金玉城备受关注的地方小岛，此时正被结界笼罩着，里面还在筹备明日的个人赛场地。哗啦，海浪拍打在结界之上，结界震动了好一会儿。突然，结界爆发出刺眼的光芒，笼罩住了整个金玉城。刚才还在黑暗中摸索的众人瞬间松了一口气，但接下来他们的心却又突然提到了嗓子眼。好多雷云，又是海啸，又是雷云，怎么这么像三阶修士的手笔？大家快跑，找个地方藏起来！还在街上游荡的人立马寻找到了各自藏身之所，隐藏起来。轰隆隆，雷云之中的雷电缓缓蓄势，俨然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壮观景象。入定的许多修士被这道雷声吵醒，听得心焦。噼里啪啦，咔嚓，一连串震耳欲聋的声音过后，金玉城的所有传送阵瞬间被摧毁。所有，包括了金玉城布置在暗处、从未公开过的传送阵。修士大会的场地为什么会用到具有传送功能的玄武塔，也在此时解开了谜团。传送阵全部都被顺利破坏后，一大个光圈笼罩下来，逐渐扩大，最后竟将金玉城的一大半场地围在其中。这些场地不仅包括了小岛、参会修士的客栈区域，还有此次修士大会所筹备的其他地方，针对性已经十分明显了，就是冲着修士大会来的。江疏雨面容平静地看着突如其来的雷霆与结界，心中早有准备的他没有丁点惊讶。看来魔神殿动手了，那帮蠢东西竟然把魔窟奉为神。他冷哼一声，都不等到天骄战后再出手，这是有多担心他们离开，还想一网打尽？笑话！江疏雨暗自腹诽着，眸光深邃。如果他们没有准备的话，不知道有多少还未成长起来的传说修士被扼杀在金玉城。竟然还有如此大范围的结界，看来不是三阶修士，到底是哪位神话修士出手了？他们的目标到底是谁？直接针对修士大会，目标是谁还用想吗？肯定是有机会进入天骄战的那些小修士啊！可恶，可惜我实力不济，不知道一会儿能做些什么。我们人族的发展被遏制，恐怕此次是魔窟出手了。哎，此时但凡有些脑子的修士都知道谁会遭殃了，得利者是谁也明朗起来。客栈之中的其他修士再也坐不住了，纷纷出了房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变化究竟是为了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南宫寒雪三人也走了出来，看向江疏雨和百里奚，师弟师妹，你们俩可知道是什么情况？二人对视一眼，百里奚便如实相告，魔神殿出手了。什么？三人大骇之时，江疏雨已经给三人套上了6段甲。师兄师姐，你们小心，这帮人动真格的吗？他们也是人族，怎么能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三人的心神皆沉了下来。为了利益，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多的是想打破平衡的人。江疏雨没再多说，客栈之中有不少人都走了出来。雷电在修士们出现之后，才露出了他们锋利的爪牙。噼里啪啦的声音在苍穹之上不断响起，咔嚓，目标正是客栈区域。见状，不少人已经撑开了防御阵型，结阵走到一起。但闪电并没有打在他们身上，因为一道巨大的屏障已经从客栈底部撑开，逐渐扩大，将整个客栈区域都笼罩在了一起。所有雷电都被阻隔下来，而结界之上有无数光刃打了出去。砰！光刃尽数被拦截下来，漫天的黑雾出现在结界周围，眨眼间10几个身影出现在众人眼前。都能凭空而立，是三阶修士？怎么会有这么多三阶修士？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些三阶修士难不成都是来杀我们的？那我们今天还有命逃吗？客栈区域之中的修士最多不过 LV83，
始终没有踏出那一步，到达3阶，那一个坎就是无法跨越的天堑。没过多久，又有一个气息更为浑厚的人出现。江疏雨瞬间紧张起来，此人的实力比李老还要强，似乎已经达到了神话修士的位置。空中的那些人全都戴着面具，就算用上了技能，也难以看清面具之下的真容。疏雨，我尽力了。没关系，不管藏得多深，总会露出狐狸尾巴的。看着黑衣人统一的袖章，其他修士此时也认了出来。魔神殿出手了，他们也太猖狂了，敢在修士大会期间动手，也不怕星尊收拾他们。星尊又不在此地，想要抓到他们也不容易吧？我们这次恐怕真的是插翅难飞。江疏雨摇摇头，没想到第一次当诱饵，竟然钓到了这么大的鱼，看来我和姐姐的诱惑力还挺大的。一个神话修士，10几位3阶修士，大陆之中到底有多少叛徒？为首之人傲然而立，动手。他轻飘飘地说出这句话后，10个人从他身后分离出来。客栈区域同样分为2阶修士和1阶修士2处地方。江疏雨这边要面临的是一位法修和3个输出，而江疏离那边要面临的则是一位法修和5个输出。他们的攻击不断朝结界砸来，即便结界看起来在稳固，但在他们的持续攻击下，还是撑不住多久。结界晃晃荡荡地丢出攻击，江疏雨环视过去，没有一个人想要退缩。大家准备好，法修一会儿可能要辛苦了，估计一会儿还有一大堆魔物，提前准备好蓝药。我们这一组可不能不如其他小组啊！大家准备好攻击，不拼一拼，今日我们可能真的都要死在这里了。到了这个时刻，大家可千万别隐藏实力啊！明明每个人心里都有些害怕，却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这就是人族专属的齐心协力和战斗精神。果然，没多久，无数的魔物魔头便从魔气中涌了出来，从金玉城的各个角落出现。美味的人族害本魔在海底下藏了好久，现在就是你们回报本魔的时刻了。吼吼哈！人族都乖乖进入本魔的肚子里吧，挣扎吧，恐惧吧，本魔就爱看你们弱小还不肯退缩的模样。察觉到魔物存在后，金玉城中央的钟塔响了起来，咚咚咚，3声过后，不少修士都从家中飞出，各自成队和这些魔物厮杀在一起。客栈区域的结界在魔物的帮助下被破开了。与此同时，今日下午每个极端的头筹小组成员背后都亮起了刺眼的光芒。南宫寒雪3人傻了眼，全然不知什么时候自己身上有这个东西，竟然想到用记号剑的原理标注我们，真厉害啊！疏雨，都这个关头了，你还有心思夸他们？咱们应该怎么做啊？百里奚着急上火起来。吼吼，找到那些出色的小苗苗了，都随本魔杀呀！那些发光的小崽子们最好吃了。魔头们立马被吸引住了目光，看向了黑暗之中闪闪发光的35人。砰！无数的魔物正要冲上去，却又在半空中被拦截下来。怎么还有一个结界？人族可真够小心的！呸！我们魔族人多势众，马上就能把你们的这个结界打穿。看到这个场景，半空中的为首之人弯起了唇角，以为他们已经胜券在握了。确实足够小心，但是我们这次所采用的力量，绝非你们可以想象的。天才啊！老夫最喜欢扼杀天才了，尤其是你们这种天之骄子。哦，是吗，李成云？那怎么不见你来扼杀本尊这个天之骄子？一个戏谑的声音从他的耳后响起，李成云表情僵硬住了，转头看去。难道在你眼里，本尊配不上天之骄子的名头吗？南辰星抱着胳膊冷哼一声，眨眼间表情又戏谑起来。没想到大名鼎鼎的申世君竟然是神话修士，这要是暴露了真实实力，岂不是连子时君的位置都可以拿来做了？哼！李成云从容不迫取下了面具，一脸云淡风轻。星尊大人火眼金睛啊！他依旧笑容和蔼，如果不是因为他做下的恶事，任谁看了都定会以为他是个正人君子。哟呵，看到我来了都这么淡定，你们不会还有什么后手吧？南辰星眯起了眼睛，朝他周围看去。唰！星尊大人不用找了，妾身在这里呢。一缕轻飘飘的水袖从南辰星的脸颊边划过，而后一个绿衣女子出现在李成云身旁，身材火爆热辣，轻纱覆裹在她的身上，可谓人间绝色天一流。那女子唇红齿白，一颦一笑极为诱人。我当是谁？原来是柳仙啊！南辰星面带戏谑看了一眼那女子，又看了一眼李成云。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难怪你要背叛人族。这下本尊的疑惑倒是解开了。哦，那也没见星尊大人愿意做人家的裙下鬼呢。南辰星轻飘飘的歪头，躲开了他的水袖。既然我不愿意，不如你来做这个鬼吧，意下如何？哥哥老人家也不愿意呢，杀完人之后，人家可是要回魔窟的呢。本尊看你是回不成了。哦，星尊大人是觉得您一个人就可以把妾身打入地狱吗？说完这句话，柳仙的眼眸泛出了绿光，杀意弥漫。一个人不行，2个人总够了吧？另一道浑厚的声音响起，正是百里千绝。柳仙把玩着水袖，娇笑着摇头，恐怕是不行呢，因为妾身这边还有人哦。一道火焰从他的手上燃烧，顿时冲天起。死老头，你的对手是本王魔王卓，你竟然也来了！百里千绝脸色难看起来，这下才叫公平呢，对吗？上空的局势暗流涌动，地面的却早已爆发开来。一阶修士区域的第2层结界破碎之时，魔头们兴奋不已，个个都在天空之上叫嚣着俯冲下去。砰砰砰，无数子弹朝天空之上旋转飞去，一发子弹就能打掉好几个魔头。段兰亭早就做好了准备，结界破开之时就放出了技能，但他级别始终不够，来杀他们的魔头至少都是 LV42的存在，能重伤都算不错了，想要消灭魔头还差点火候。
刺目的光芒出现，几乎笼罩了整个场地。荣九玉出手了，这次他充满了信心，对付江疏雨不行，那是因为他是人族，但对上真正的丑东西，一定没法抵抗光明的裁决。正这么想着，被光芒照耀到的魔物们全都被灼伤，消散在了空中。哼，看来是因为鬼修不够黑暗，所以我才打不过。对，荣九玉这样安慰着自己，继续丢出技能。两人这一波攻击下来，已经死了数百只魔头，引起了高阶魔头和魔神殿的3阶修士注意。那2个小崽子也得宰了。上！两人没有想到，因为他们的出手，追杀他们的魔物更多了。天杀的魔头，恶心的魔神殿，真当我怕你们吗？荣九玉气愤无比，一边嗑药一边丢技能。柳仙收回视线，新尊大人，看来你想保住你们人族的希望有些难啊，哥哥了。哦，原本一脸沉重的南辰星突然咧嘴笑起来，是吗？柳仙攥紧了拳头，柳眉微蹙，糟了！话音刚落，一座塔就出现在了结界之上，竟然是玄武塔！我们中计了！他立马意识到了问题所在，玄武塔本体在，那么李靖也来了。3个神话修士聚在一起，还不能说明问题吗？玄武塔逐渐扩大，瞬息千里，将整个金玉城笼罩起来。刹那，金玉城平静下来，宛如一头沉睡的狮子。除了南辰星这一圈，所有人魔全都被吸入了玄武塔。是，南辰星一刀挥出，无数刀影分散开来，重叠成了一张网。柳仙避无可避，娇呼一声，硬扛了下来。我极咒刀圣也太久没有活动筋骨了，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哈哈哈！南辰星高兴地叉着腰，大刀直接架在了背上，百里千绝的法术直接甩出，漫天的水花组成了一条龙，里面裹挟着不少冰晶，朝着魔王灼杀去。海岸线，在树木的遮蔽下，一个天然的法阵并没有被破坏，光是凭树木和山石就能起到传送阵的特殊作用。嗡！空间一阵波动，传送阵上出现了10几个修士，他们的衣袍上都有统一的玄武圣地符文，每个人都气息浑厚，不仅有3阶修士，更有好几位 LV96 以上的神话修士。为首之人紧盯着魔王柳仙和魔王卓的身影，当先打出一道剑气，将周围攻击而来的魔物尽皆斩杀。剑气没有消退的意思，继续朝着2个魔王杀去。卓，是那位，快跑！柳仙大喝一声，朝着预先想过的方向飞离，就被另一道剑气阻拦下。而卓那边也被剑气拦下。哼，想跑？没这么容易。玄武塔内，2阶修士和1阶修士都被传送到了不同的塔层，而每个塔层都被平均分为了4个和3个区域。无数魔物魔头被困在一方天地，不得出入。因特殊原因，个人赛提前开始，魔物魔头等级已调整。他们狰狞的面孔咆哮着，让许多没有见过魔物和魔头的年幼小修士们看了心惊。江疏雨旁边就站着那么一组孩童，他们的级别最高不过 LV11，一个手里拿着盾的孩子站在另外4个孩子面前。不要怕，有我在前面顶着，你们要是害怕，躲在我身后就好了。可是这是个人赛，没关系，反正我对第一也不是很感兴趣。男娃说着这个话，眼睛都红了起来。顿时男娃说的话连他自己都不信。江疏雨忍不住伸出手摸了下他的头，笑道：加油啊，要是待会儿打不过就跑到哥哥这里来。几个孩子都睁大了眼睛，泪眼汪汪。谢谢哥哥。第一级段 LV1 至 LV11，对敌 LV14魔物，数目2630。话音落下后，一群魔物被圈了出来，等级迅速被压制。第2级段如法炮制，第3级段还多了群魔头，到了第5级段便多了高阶魔头。每个级段的修士都要面临数量与己方10倍的魔物魔头。到了后面，魔物魔头等级不够的，还会被强行提升级别。李大师，这个操作真的溜啊！江疏雨有些汗颜，难怪个人赛没有提前公布规则，看来他们早就打好这个算盘了。不参加个人赛的人全都被传送到了另一层。魔物1分，魔头50分，高阶魔头100分，活着并且分数最高者为魁首。军队集结。同一时刻，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种邀请，纷纷同意。这样一来，技能就不会误伤到自己人。荣九玉走到江疏雨身旁，江疏雨，咱们这次再来比比，看谁积分多。段兰亭也走了过来，荣九玉，这次我不会输给你的，面对真正的战场，你也许不如我。哼，手下败将也敢挑衅我？荣九玉毫不客气，但这话立马就被对了回来。江疏雨好笑地重复着他这句话，手下败将也敢挑衅我？荣九玉面色一沉，段兰亭幸灾乐祸。一阶修士这边很快就分好了区域，把修士们都各自放在了魔物中间。开始，一声令下后，困住魔物和魔头的栅栏消失，漫天的技能飞出。尤其是荣九玉和段兰亭2人的声势浩大，一个光明魔法，一个暴击巨剑，几百个魔物和几个魔头瞬间消散。哼，用个技能还要等时间，菜。荣九玉挑衅了段兰亭一眼，疑惑地看向江疏雨，这家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打断了他的话，只见不少魔头和魔物瞬间被炸死。江疏雨的手上还散发着蓝色的幽光，荣九玉的瞳孔震惊地缩了起来，这威力比他的光明魔法还要大得多。砰砰砰，爆炸声不绝于耳，几百个的魔物魔头倒下，根本没有机会冲过来。眼看周围已经没有可杀的了，江疏雨才动身向前跑去。又是接连不断的爆炸声过后，几个呼吸而已，已经没有站着的魔物了。倒是天空之上还有一些魔头迅速扇动着翅膀狂飞，想要躲开江疏雨这个杀神。
这些魔头还挺聪明，知道跑路啊。江疏雨笑眯眯地夸赞着他们，影子纠缠丢了出去。就在幸存的魔头庆幸的时候，他们的影子已经背叛了。剩下的魔头迅速降落，几个亡灵傀儡分别抓起了一个魔头尸骸，朝着不同的方向丢过去。砰！整齐的爆炸声过后，离经说完开始2分钟而已。第3级段的区域已经变成了空荡荡的一片，没有高阶魔头，可惜了，不然就能顺手解决了。原本还在发呆的荣九玉听到他这凡尔赛发言后，表情古怪起来。鬼修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怎么这么变态？哼哼，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某些人啊，总是自视过高，看到没有？这才是真正的天骄。段兰亭幸灾乐祸地走到他身边，落井下石起来。荣九玉抱起胳膊，朝他翻了个白眼，不再理会。果然，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江疏雨的袖子上青色的牡丹花浮现出来，旁边围绕着他的花纹多了一个。李靖很大方，江疏雨杀的几千个魔物和几10个魔头全都变成了他的积分，只是经验值就无能为力了，在不保证误伤的情况下只能平分，不然江疏雨早就升到了 LV34。青纹3花，天哪！不按魔头算的话，他至少杀了3万个魔物了。段兰亭啧啧称奇，在同龄人里，他还从没有见过江疏雨这般让人无法超越的存在。荣九玉心虚地按在了自己的胳膊上，将他的军衔花纹隐没下去，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哎呦，你别藏嘛，好歹也是个白纹2花是吧？被羞辱过的段兰亭的嘴巴找回了场子，兴奋地呛着荣九玉，也就比我少了3个花纹而已，还是挺强的嘛，哈哈哈！不就是2个花纹吗？对小爷来说不过是时间问题。荣九玉没好气道：那是自然，凭你的实力追上我，确实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江疏雨，你恐怕一直都追不上了吧？段兰亭贱兮兮地笑着，荣九玉额角青筋暴露，闭嘴！哎呀，恼羞成怒了呢。那边斗着嘴，江疏雨却没有心思放松，不知道能不能打个援助赛，帮其他级段解决魔物魔头。但是多想无益，李靖大师肯定会安排好一切，不让那些孩子受伤，也不会让百里奚受伤。他盘坐在原地，静静等待着。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阵轻微晃动过后，外界的清风扫过他的鼻尖，他出现在了客栈之中。整个金玉城早已恢复了平静，就好像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如果地上没有摆着魔神殿那帮人的尸体的话，后辈们，我是南辰星，你们今日的表现，本尊都看在眼里，很不错，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众人听到声音后，都抬头望去，只见南辰星和10几个修士凭空而立，身上还残留着战斗的气息。是星尊？原来星尊本尊长这个模样，好帅啊！其他大陆的修士都没有见过南辰星真正的模样，在玉简上总有一团迷雾蒙面，但是他在苍穹域修士的心中地位，类比到现代，咖位相当于国际巨星。其实魔神殿此次偷袭我们早有准备，没有告诉你们，就是为了考察你们的反应。这一关所有人都通过了，但是没有奖励，因为这是身为修士必备的优良品质。但本尊相信，拥有这个品质的你们，在今后的成长路上一定会无往不利。现在所有魔物都被消灭，本尊来公布下个人赛各级段魁首。南辰星声如洪钟，本来就把他当做偶像的年轻修士们更是打了鸡血一般。7个级段有3个魁首被玄武圣地包揽，1个归凤7圣地，另外3个全都分散在其他大陆修士身上了。南辰星宣布过后，江疏雨和另外6人手中都出现了采药。明日有天骄战，相信你们这些后辈中有不少天之骄子想来一战吧？南辰星笑得神秘，不想来的就会错过极其丰厚的奖励啊！好了，你们今夜好好休息。话音落下后，南辰星深深看了江疏雨一眼，传音道：表现不错，给你师尊长脸了。见江疏雨抱拳行礼后，他才仰天长啸，转身离去。第3级段其实已经有不少人不想参加天骄战了，但是南辰星后面说的那句话直接挑起了他们的战意。天骄战，去，必须得去，很丰厚的奖励。其实我也不想去的，但连星尊都说很丰厚，不去岂不是不给星尊面子？我也不想啊，但是给的太多了。完了，参加的人更多了，实力不济的我还能怎么办？对，赶紧去入定，恢复到巅峰状态。大部分人因为天骄战被转移了注意力，没再关注魔神殿，但有点脑子的人都长了个记性，以后在外可要小心一些，免得被魔神殿盯上。要不是这帮人敢在修士大会出手，惹到了星尊，恐怕一些令人瞩目的天骄也会被悄悄扼杀。突然，江疏雨感觉裤腿被拽了一下，一个稚嫩又沉稳的声音从脚边响起：哥哥，这是我的初级采药，送给你。他低下头，原来是之前的那个遁世奶娃娃，名为楚瑶，是传说修士。江疏雨蹲下身来：哥哥也有采药，不用你的，拿回去用吧。这是我和小伙伴们一起打的，是大家的心意。你也可以送给道侣姐姐。遁世男娃羞红了脸，闭着眼睛说道：不用了，弟弟，姐姐也有的哦。百里奚刚好赶到，笑着拿出采药，在他面前晃了几下，然后蹲下看向江疏雨。刚才江疏雨的画面被李靖放了出来，说让众人学习借鉴，所以小男娃的事情他也知道。哇，姐姐好漂亮，哥哥真有福气。江疏雨无奈地笑了起来，揉了一把小男娃的头，哥哥也没帮你们什么，不需要你们的感谢，但是哥哥可以和你交个朋友啊。说完，江疏雨取出了从亚洲级墨龙副本里打的一个盾，本来还想着有机会送给孙洋洋的，看来又得抽时间去一趟了。这个盾哥哥送给你，希望以后你能保护好身边的人。顿时男娃连忙摆手拒绝，不可以，无功不受禄，这是哥哥送给朋友的礼物，难道你不想和哥哥交朋友吗？想。
顿时男娃睁大了双眼，绞尽脑汁回想自己拥有的东西。既然这样的话，那我把这个令牌送给哥哥，正好我有2个。小男娃取出了一个火红令牌，上面雕刻着一只朱雀，朱雀翅膀边缘还镶嵌着金线和玉线。江疏雨并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但想着是小孩子送的东西，应该也没多重要，便笑着接过。哥哥，这就算信物交换完成了，对吧？顿时男娃眨巴着眼睛，一脸期待。没错，以后你就是哥哥的朋友了，以后欢迎你到玄武大陆来玩。好，江哥哥、百里姐姐你们也是，欢迎你们到朱雀大陆来玩，我先回去了。顿时男娃楚瑶离开之前，深深看了2眼2人头顶上的信息，想要记住2人的名字。目送男娃离开后，百里奚好奇地掰过了江疏雨的手掌，这个令牌是什么东西啊？感觉好像很有用的样子，用探测术看看不就知道了。哦，对对，百里奚一拍脑门，才想起来这么一回事。天哪，是朱雀副本令，只要是朱雀大陆管辖的副本，你都可以进去。百里奚惊呼起来，这个小奶娃究竟是什么身份啊？竟然有这么大的权力！江疏雨也惊呆了，苦笑一声，我那顿可没有这个令牌值钱，看来得委托师尊帮我送还回去了。话说西西，刚才出了什么事情？你有没有看到？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刚才你的表现我们全都看见了，李靖爷爷弄了好几个饮食，其中有一个就是你的，那倒是我的殊荣了。有没有星尊他们的？当然有。我们进入玄武塔之后，星尊他们就和对面的魔王打起来了，后面又赶来了好几位封主，就是刚才天上那些。百里奚细细说来，没有错漏一个细节。只是可惜，有位看起来比星尊厉害的神话修士来了之后，魔王柳仙和魔王卓瞬间慌了神，准备跑路，但是他们被拦截了。魔王柳仙就丢出了一个东西，里面钻出一团黑雾后，和那个超厉害的神话修士对打起来，趁着对方不注意的时候，就把2个魔王和李成云一起给带走了。再然后我们就出来了。江疏雨摇摇头，叹息一声，真是可惜，竟然没有把那2个魔王给杀掉。百里奚轻笑起来，疏雨，你在想什么呢？魔王要是有那么容易被杀掉，魔窟现在还有吗？也是，我得赶紧增强实力，免得以后只能困在塔里面被保护起来。江疏雨下定了决心，握紧了拳头。只是魔神殿现在最高层只暴露出了一个申世君，以后我们可得小心一些。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从认定你的时候开始。百里奚后半句话声音越来越低，江疏雨压根就没有听见。秘境，南辰星和百里千诀踱步而至，李靖睁开眼，笃定开口：这么快就解决了？解决个锤子！没想到明奇会出手，直接把柳仙和卓给救走了。百里千诀没好气地坐下。南辰星此时心情也不怎么美丽，板着一张脸。老怪物不是一起去了吗？难道他没出手？李靖挑眉，有些疑惑。说到这个就头疼。南辰星大手伸出，按住2边的太阳穴。老怪物出手太早，吓到了他们，燃烧精血召唤来明奇，所以才让他们有机会跑路。看来下一次机会要等很久了。李靖悠悠点头。谁说不是呢？但好歹让李成云那老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不是？没想到他竟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南辰星快速扇着扇子给自己降火，要不是因为在城池中怕误伤到其他修士，他真想施展全力把那2个魔王留下。但百里千诀沉声道，还有一件事，申世君都会被柳仙所魅，其他人恐怕藏得更深的老狐狸比他的权势还要可怕。金玉城，江疏雨这边一处理完，就跑到了2阶修士的客栈区域。远远的，他就在门口看到了江疏离站着的身影，是在等他。姐姐，江疏雨带着百里奚跑了过去。疏雨，江疏离浅笑着看向了百里奚，眼里的欣赏连连。这就是我的弟妹吗？真好看。你叫什么名字？百里奚咬着唇，有些害羞。哪有姐姐好看？我是百里奚，姐姐叫我西西就好。哦，性格蛮活泼的嘛。看来疏雨就是被你带的，以前他可没有现在活泼呢。以后要是他敢欺负你，就找姐姐，姐姐帮你教训他。江疏离和百里奚聊了起来，无视了江疏雨。姐，你是不是忘记我了？江疏雨有些幽怨地拽了下江疏离的袖子，惹得江疏离和百里奚好笑不已。姐，明日你要参加天骄战吗？不对，疏雨，姐姐在这里等你，就是要跟你道别的。江疏离莞尔一笑，摸了下他的头。你可要好好历练，赶紧把级别升上来，追上姐姐。姐姐，为什么这么着急？是有任务在身吗？倒也不算，主要还是为了升级，级别非常重要。等你到3阶的时候就知道了，所以要抓紧时间提升啊。姐姐，你怎么这么着急？你现在多少级了？我呀 ，LV 54了哦。你看你还在 LV 33，你可是大陆首席，还是最年轻的亲文2花。哎，3花了，不错嘛。江疏离有些骄傲的拍拍江疏雨的胳膊后，叉起腰来。姐姐突然觉得好有面子啊。是啊，姐姐，等天骄战结束之后，我就好好历练。江疏雨无奈极了，姐姐既然给他透露了级别很重要，他肯定不会松懈了。天骄战不算正式的大会活动，每个修士都能参加，当场报名。拜魔神殿所赐，许多人都没能看到个人赛的精彩场景，只能来看天骄战了。疏雨，记得一定要撑到最后啊！奖励可是非常让人心动的。这是南辰星给江疏雨说过的话，他现在才知道有多让人心动。光是闯过第1关就可以获得初级新功法卷轴，第2关就变成了中级新功法卷轴，剩下的奖励更不用说了，毕竟第1关的奖励就足够让人眼馋。但是第1关的守关人会高于修士6级，第2关翻倍为12，后面也保持着这个规律，变态的要死。听闻2000年来能够闯过第3关的屈指可数。一个 LV 40的明星猎人许明跳上了场中唯一的比武台，甩出一杆长枪，静静等待守关人。没一会儿，
就有一个人出现在了比武台上，同样也是明星猎人，手执长枪，但是对方的气息更为凝实，像是参加过不少战争的将士。而且此人不像是在城池中长大，更像是边关之地的人，这样的人实力往往是普通修士的好几倍。再加上他身上的武装全都是众人没见过的，应该都是军营专用武装，也许不适合打副本，但是对决恰恰是最适合的。不知道有什么加成，江疏雨的眼底都亮了起来。原本上台等待的许明，在看到守关人后，浑身的自信瞬间被削减了个七七八八，可对方身上却依旧战意涌动，丝毫没有小瞧他的意思。守关人冷静地等待着许明的攻击。喝呀！许明大喝一声，抬枪向前方冲去。就在他动身之时，守关人也动了。眼看二人相距不过3-4米，许明抬杆一扫，守关人轻轻一跃，就踏在了他的长枪之上，再次跳起，长枪前刺。许明立马举盾，想要抗下他的伤害，结果却被长枪的力道打飞。在半空中的许明瞬间失去了意识，神识涣散。我是谁？我在哪儿？江疏雨轻轻挑眉，还有控制技能，有点东西啊。看来许明要出局了，奖励果然不是那么好拿的。疾风赤炎刺，请指教。守关人一声大喝过后，用上了技能，威力比刚才那一次还要大得多。果然，许明又被打飞。足足几秒，许明体验了一把720度向前躯体空中转体后，轰然落地。在法修的治疗净化下，他才惊醒，看向那守关人的眼神心有余悸。太可怕了，这就是玄武的将士吗？耳边震耳欲聋的呼声响起，让他更加难受。啊！太帅了，守关人！太精彩了，玄武威武！第二个闯关人挑上了台，和徐婉一样都是元素召唤师，但是他的级别更高，是 LV55。他一身火红，性感热辣，身上炽热的气息让人能够判断出他是朱雀大陆修士。没多久，一个 LV61的赤火弓箭手出现在场上。守关人的修炼之道都是随便抽取的，并不一定会遇上同样修炼之道的修士，不然遇上江疏雨这种苍穹域里都没法给他找一个对手出来。性感的召唤师蹙起眉头，麻烦了。弓箭手速度快，身手敏捷，想要躲过他的元素攻击十分容易。唯一的破解之法只有抓住准头控制住对方，这样才有机会翻盘。但是守关人是将士，最熟悉的就是杀人之法，也不知道躲避控制的经验够不够，只能赌一把了。召唤师当先给自己套上了一个护盾，果然下一秒一支箭就被弹开了。好险，还没等性感召唤师松一口气，一道赤火箭飞来，整个护盾轰然破碎。性感召唤师眼前一花，立马侧身跃起，再次加上护盾的同时丢出一个禁锢技能，寻找落脚点。还未等他落地，无数箭雨从天上降落，刚才的禁锢技能完全被躲开，弓箭手安然无恙，并且蓄势丢出了这么一个攻击和控制共存的技能。性感召唤师还想侧身避开，可没想到又有一道箭带着火花朝他的退路方向飞来，两边攻击完全封锁了他的路线，避无可避。召唤师出现在了比武台下，衣服都被烧了大半，更为撩人。但更吸引众人眼光的是，他身上被灼伤的伤口，触目惊心。寂静，死一般的寂静，太可怕了，这怎么打？时不待人，比武台上的结界出现了荣九玉的信息，他一个跳跃就上去了，看起来没之前浮躁了，一天下来心性也有所成长，不错。江疏雨点点头，低声称赞荣九玉。要是荣九玉听见了，肯定要跟他拼命。小屁孩，竟然敢如此教训你师兄！LV35的荣九玉面对的守关人是 LV41的苍河剑客，荣九玉毫不客气，心中却不敢放松，丢出了自己无往不利摔过一次跟斗的光明审判技能。整个比武台上被强光笼罩，荣九玉谨慎观察着周围，果然，下一瞬就有一道蓝色的剑气朝他打了过来。苍河剑客已经冲到了他面前，但荣九玉的傲气仍在，不肯服输的套上了一个护盾，硬是抗下了对方的攻击。而后他施展出烈阳阵，朝着剑客飞去。剑客同样不退缩，撑开极致防守和烈阳阵对上。砰！一声巨响，烈阳阵破，剑客被炸退好几步。剑客又冲上前一剑挥来，荣九玉再度补上的护盾继续抗下攻击，召唤出裁决印从天空之上压下。两人就这样你来我往，就看谁的血条先掉光。不知过了多久，比武台上刺眼的光芒消散，场上只剩下了气喘吁吁的荣九玉。他大口呼吸着空气，想要迅速缓过来。刚才那一战太危险了，他差一点点就输了。修士荣九玉还要继续闯关吗？年迈的声音柔和的落下，荣九玉果断摇头拒绝，不了。闯个鬼，刚刚都差点输了，还是不要丢人了。好，这是你的奖励，拿好。一个光团出现在荣九玉面前，他伸手接过后径直跳下了比武台。他看了江疏雨一眼，心中猜测，这家伙打自己这么轻松，不会能闯完第二关吧？许多人接连上去，但除了荣九玉，无一例外全都被守关人给打趴下了。至于段兰亭，他兴致勃勃的上台，没几秒又灰头土脸的被打下来，惹得荣九玉大笑不止。这一次怎么这么难打？是把边关的精英都调来了吧？我感觉也是，这也太难了，上去100多个，也就荣九玉那个传说级闯过了第一关吧？是不是非传说级不能过呀？应该不是，纯就是上去闯关的人实力不够，而且这些将士级别越高，实力就越强，完全是靠边关磨练的。哎，第一关都那么变态。又等了许久，才到江疏雨。他一上场，台下刚才还兴致缺缺的人全都激动起来。这下肯定行，荣九玉都能闯过第一关，江疏雨还用愁吗？不知道他会不会施展出什么新技能，肯定很厉害吧。
能拿下个人赛魁首还是碾压姿态，肯定有一手，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闯过第2关。这还用想，肯定没问题。你应该好奇他会不会闯到第4关才对。那不可能，从没有人闯到过第4关。哼，你个老小子，别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你压江疏雨能闯过第4关，我可是看见的。嘿，你偷窥我。很快，比武台上出现了江疏雨要面对的守关人 LV39玄灵骑手，有点意思，没见过呢。江疏雨好奇地看着对方的信息，然后那骑手突然握拳按胸，给他躬身行礼。见状，江疏雨也握拳按在胸口上，算是回礼。等会儿，那骑手怎么给江疏雨行拜见礼？有人抱着胳膊翻了个白眼，这就孤陋寡闻了吧？江疏雨可是玄武大陆，不，整个苍穹域最年轻的亲文士官，而且听闻是3花。亲文？我记得他才18岁吧？哈哈，我也知道这事儿，我当时知道的时候也是这个表情。大家吵吵嚷嚷的，十分热闹，但谁都没有质疑过那骑手会放水。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天空之上出现了一个棋盘虚影，玄灵骑手伸出手指，一个棋子当空落下，漫天的冰锥掉下，江疏雨直接召唤出了10个亡灵傀儡和10个鬼灵魔法师。亡灵傀儡直接拎着剑朝半空跳起，挥手一劈便将冰锥斩断大半。见状，骑手又落下了一子，他身上多了个紫色的护盾和环绕的光圈。鬼灵魔法师一连简单粗暴地丢出了好几波技能，才把他的护盾给打破。光圈瞬间又亮了几分，他飞快地在场上移动起来，边跑边甩出棋子。半空之上的棋盘虚影上，棋子也从侧方摔入，他身上的光圈迅速扩大，将追着他跑的亡灵傀儡给弹开。就这样，他一路边跑边落子，在魔法师打破护盾的时候重新补上，在亡灵傀儡快砍到他的时候弹飞傀儡。嗡！天地震战，整个棋盘突然绽放出灿烂的白光，白子呈现包围之势，将一部分黑子全都囊括在其中。而后，众人见到了极为惊艳的一幕，一道美丽的极光出现在江疏雨眼前，像一条星河缓缓流动着，不知不觉将亡灵傀儡们圈在了一起。傀儡不能动了，众人都被极光的璀璨迷惑，全然没注意到这是一个杀招。只有江疏雨的唇角逐渐勾起，又给我长知识了呀！就在众人如痴如醉的时候，一些彩色的极光像丝绸一般突然缩紧，将傀儡绑在原地，而且还在不断收缩。影盾出现，利刃相互摩擦的声音响起，刺耳无比。天哪，这竟然是沙场技能，怎么会这么美？沙场技能？不都说沙场技能肃杀气息非常重吗？这还不够肃杀，摩擦声都快让我掉一身鸡皮疙瘩了。话说这沙场技能我也知道1、2，但这样一个人就能用出来的实属罕见啊。而且根据修炼之道的不同，只有一部分人才能搭配着军营全套武装才能使用。看来这个骑手在军营里应该算个宝贝人物。那江疏雨是不是要输了？江疏雨还有好几个技能没用呢，怎么可能输？估计这关他闯定了，而且他的那几个魔法师都还没有被定住呢，应该还有转机。说到这里，场上的魔法师确实扔出了技能，朝着骑手砸去。轰隆隆，骑手身上的护盾破碎，但却被他身上的铠甲拦住了。而正在出奇的他一个手抖，落子失败，技能没法使用，护盾无法再度加持，但魔法师们的攻击还在继续。如果不是因为他级别不够，肯定连这些魔法师也一起控制住。砰！玄灵骑手被打飞，离开了比武台。江疏雨，恭喜你闯关成功，是否继续？继续。江疏雨淡然开口。荣九玉的眼底闪过一丝挫败，他又赢了，连第4级段的边关将士都不是他的对手，而且他还没有施展出昨晚斩杀魔物的那一招。场上出现了 LV45的剑修，气势比刚才的骑手还要强。此时他已经打定了主意，直接解决江疏雨，绕开傀儡和魔法师就可以守关成功。江疏雨召唤出10个傀儡和10个魔法师，将自己绕在了最中间后，对面的剑修才冲过来。傀儡挡在外面，剑修管都不管，横冲直撞，结果砰！剑修直接被撞退了好几步，肉身防御竟然这么强。看到对方的傀儡只退了1步而已，他心头大骇，看来要改变策略了。剑修当机立断，可是要怎么？有了！趁着对面的魔法师技能全部落下，他开着盾一边打飞一边后退。见状，亡灵傀儡们纷纷追了上来。得手了！剑修勾起了唇角，迅速使用技能瞬移到了江疏雨周围，踩在魔法师的肩头向下跳去。枪！兵刃交接，火花四射。剑修愣住了，为什么召唤生灵这么快就回来了？眼前的局势非常不乐观，他被魔法师和傀儡层层夹击，只能突围。看到剑修的目光不断打量四处，似乎在找缺口，江疏雨轻笑一声，没机会了。说着，他的手朝对方的影子勾了一下，唰！剑修的影子活了过来，从他的背后抱住了他。背后的寒意升起，剑修惊恐地看向自己四肢上的黑影，完了！亡灵傀儡的剑已经朝他砍了过来，一剑又一剑，还没等他撑开极限防守，就已经出现在了比武台之下，输得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剑修终于意识到对方的军衔是真材实料得来的，心服口服，朝着江疏雨行了拜见礼，接受着法修们的治疗。江疏雨同样回了个礼。第2关看起来比闯第1关的时候还要轻松，但观众们的热情越发高涨，太厉害了！现在他又得了个终极新功法卷轴，以后不知道还会出现多少变态技能。只可惜我们以后没有机会看了吧？非也非也，还是有机会的。如果我们都去修罗之地历练的话。那些魔物可难打了，我还得练呢。想要看到他以后怎么用技能，咱们只能努力杀魔物，和他出现在一个阵营里哦。加油！
江疏宇小友，第2关挑战成功，是否继续？继续。江疏宇一边收下奖励，一边点头。第3关的奖励是终极采药，全属性增加2000，对他来说诱惑力非凡。没多久，对面就出现了 LV51的忍者，竟然没有重复的修炼之道，这是想让我把所有对手都体验一遍吗？江疏宇轻笑，并没有收起刚才召唤出来的傀儡和魔法师。射手和他一样，都是青纹3花，而且对方身上的煞气更为浓厚。在边关成长果然不一样，看来自己还是差了点。江疏宇心中暗道。忍者女子的鹰眼直接盯住了他，朝他冲了过来，好几个飞镖在鬼魅的身影中飞出，自动锁定目标的飞镖，厉害！江疏宇眼睛睁大，看清了飞镖自动绕开傀儡和魔法师的轨迹，惊讶不已。但他的脑海并没有闲着，魔法师们已经丢出了魔法，朝着他落下。唰！忍者女子突然一分为5，还迈着 Z 字步伐，步伐迅速。魔法师们顿时凌乱起来，找不到目标的他们也没法再继续施展技能。得，你们乱轰吧！江疏宇心念一动，魔法师们就毫无规律地朝着台上扔出技能。轰！几个飞镖瞬间燃起了火焰，不少人看得心跳不止。天哪，原来这几个飞镖这么恐怖，要是落在我身上，我肯定死翘翘了。但愿江疏宇不会有事啊！叮叮当当，那几个飞镖撞在江疏宇身上，江疏宇身上黑色的6段甲绽放出暗芒，在众人提心吊胆时，纷纷落了下来。人们眨眨眼，一脸懵。忍者愣住了，一脸懵。开什么玩笑？他身上的铠甲竟然能抵挡得住比自己高18级的修士攻击？那不是铠甲，那是防御技能。之前他用过防御技能，感觉比盾好用太多了呀！越级竟然能越这么多！忍者女子咬牙，在逗我吗？防御技能竟然这么强！他一边狂奔，躲闪着傀儡攻击，还一边不死心的继续向江疏宇丢出其他技能，还不间断夹杂着飞镖。场上的忍者在众人的眼中快的只有好几道残影，几乎捕捉不到他的身影。就算魔法师们的技能是无差别降落，到处丢在场上，但他也能迅速避开。就算有魔法攻击到了他，也会很快被他身上的软甲吸收掉，更像是海绵。江疏宇知道自己的速度并不如对方，索性不闪不避，站在原地让6段甲吸收攻击。这可是10万防御值的宝贝，就算会被忍者全部击破，他也可以再次召唤出来一套。这样僵持下去也不行啊！江疏宇使用出了影子纠缠，亡灵傀儡和魔法师立马抓住机会，发出攻击，5道身影瞬间变成了1道。忍者女子立马双手结印，水遁术。她的手套之中升腾出2道水柱，环绕在身上，影子全数被搅碎。江疏宇作为技能的主人，表情顿时古怪不已。这个水遁怎么还有净化效果？那还需要法修干嘛？突然，他捕捉到了手套发光的迹象，立马明了这是武装附带的效果。看来军营武装是真的很好用，以后他也要搞一套。江疏宇试着再次使用影子纠缠，结果忍者女子周身的水柱还在，根本没有消减的迹象，影子也钻不出来。忍者松了一口气，继续一边飞奔一边朝江疏宇丢出技能。3个、4个、5个，还在继续。这个防御技能也太可怕了吧！吃了这么多技能后，竟然还完好无损，看得我好羡慕啊！我也想当鬼修了。不过这样看来，双方谁也不能压制对方，还要打多久？忍者女子迅速消耗着精神力，汗水开始从额角落下。再坚持一下，一定能把他的防御打破。江疏宇拧起了眉头，现在他不能暴露出自己还有更多的召唤生灵，而不到关键时刻，他真的不想使用那一招。毕竟他的对手是人，不是妖兽。比武台上的情况又僵持了许久后，江疏宇一个咬牙，对不起了。一道蓝光从忍者的眼前闪过，还没等他看清，浑身便出现了一种钻心的疼痛，那是来自灵魂深处的痛啊！他娇呼一声，从半空中摔落。这种疼痛太过刻骨铭心，他立马放出了保命牌，他最后的护盾。在这一瞬间，护盾和那个莫名钻心的疼痛竟然两两抵消。他心中惊骇的同时，立马放出了4个分身，好迷惑江疏宇的视线。江疏宇悠悠叹了一口气，他明白魂火的2次伤害会更加疼痛，有些为对方惋惜，但此刻他才明白，将士是不会轻易服输的存在。嘣嘣，一连4声炸响之后，江疏宇的表情古怪不已。我的手气这么差的吗？5选1竟然全都选错。正四处迈出步子躲避攻击的忍者女子紧咬银牙，4个分身都没了，她自然心有所感。那个令人心悸的感觉又出现了，她心头一跳，仅仅一瞬，眼前的蓝光再次闪过。啊！她惨叫一声，傀儡和魔法师们的攻击都落到了她身上。这样一来，守关人只能遗憾出局。他坐在地上，刚才的心悸还没有消失，眼眸染上了层层雾气。可恶，竟然被打哭了！这个比我级别低那么多的臭小子竟然这么强，以后姐姐我再也不要跟他打了。他暗自嘀咕着，委屈巴巴地接受着治疗。在场观众哗然，刚才他到底施展了什么技能啊？看起来好可怕。不知道啊，完全没看到，就看到一个蓝光刷。那究竟是什么技能？也太过可怕了，是他的杀手锏吗？看来他接下来肯定要闯第4关了，只是从来没有人闯到第4关过，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听说第4关非常变态，但具体的也没有人透露过，咱们只能且看着。那他闯第4关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刚才的那个技能吗？有人求知若渴，非常想把江疏宇的这个技能记下来，编撰在史册之中。有人却兴致盎然，想要继续观战，看看能否从江疏宇的闯关过程之中学到什么。江疏宇，恭喜你闯关通过，接下来的第4关从来没有闯过，你是否要继续闯关？
江疏雨垂眸，就在人们以为他要拒绝的时候，他竟然开口答应了。继续。话音落下，一个身影出现在了场上。LV54的剑修，就这不够江疏雨砍的吧？应该不会吧？如果才多3级，以前不可能没有人失败才对。你们着什么急？再看看不行吗？一片沉默后，又有一道身影出现在了剑修背后，同样是 LV54的2阶修士射手。接连几个身影闪烁，奥术师、杀手、预言家全部凑齐。死！观众倒吸了一口凉气，谁都没有想到第4关竟然是一个小组。关键他们全都比江疏雨高了21级，这怎么打？假的吧？一人打5个，果然变态。比武台上的剑修说话了，小家伙，你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确实不错。但如果你一个人要单挑我们5个的话，可能还需要一段日子成长。预言家女修笑眯眯地接过了话，所以我们劝你，要不还是放弃吧。能走到这一步，在同龄人中已经很厉害了。奥术师的语气诚恳，并没有不可一世的傲然。江疏雨抬眼看去，5个人看向他的神情和星尊之前欣赏他的模样十分相似。他有些汗颜，看到对面几人最低的都是亲吻5花，领头人剑修是亲吻9花，他瞬间明白了一切。谢谢你们，但我做了决定就不会更改。他轻笑着，握拳按在自己胸口，行了个拜见礼。好，既然如此，我们可不会手下留情哦。射手弯着眼睛，如此提醒后，对面的预言家立马给所有人进行了增幅。呼，微风吹过之后，比武台上竟然出现了100多个召唤生灵。这怎么打？江疏雨藏得好深啊！要是他们知道江疏雨还隐藏了实力，只怕都要吐血。荣九玉捏紧了拳头，可恶，原来他和我对阵的时候并没有使用全力。段兰亭拍了下他的肩膀，沉声道：这些2阶修士估计也打不过他，你比不过江疏雨，不丢人。之前看到他的召唤生灵有多强的5人顿时呆在了原地，因为对方的亡灵傀儡把他们包围住了，硕大的比武台，他们5人根本找不到地方躲，真是头疼啊！剑修无奈的摇摇头，释放出了群体防御技能。就算知道对方再强，他们也不能认输，毕竟他们是守关人，而且会不会输还不一定，万一他们赢了呢？5个人立马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重新投入了战斗之中。杀手瞬间消失，法修继续加增幅，奥术师和射手也没有闲着，还在蓄势准备朝着外围数不清的亡灵傀儡丢出技能。鬼灵魔法师的魔法全都打在了剑修释放的结界之上，剑修艰难的抬手撑着，我快撑不住了，他大喊一声：我们尽快！话音落下后，奥术师和射手的融合技能终于蓄势完毕，一个巨大的魔法阵刚好覆盖在了比武台之上，银色的光芒从每个复杂的符文中亮起。咻咻咻，破空之声响起，每个剑士不仅有 AD 还有 AP， 不管是亡灵傀儡还是鬼灵魔法师都会受到伤害。砰砰砰，影盾削减了不少奥术伤害，但是物理攻击就只能让他们硬扛了。虽然傀儡和魔法师动作都没有停顿，但是江疏雨知道他们已经受伤了，还好只是轻伤，看来融合技能也不能小瞧啊。烟尘四起，江疏雨心有所感，嘴角扬起了一个微妙的弧度。来了呀！一道银芒出现在了他的身后，当6段甲闪起了暗芒，杀手的匕首被弹开的瞬间，江疏雨朝着背后勾起了手指，一道影子活络起来，把隐匿在半空中的杀手牢牢抓住，顺利抓住江疏雨，招来了几个亡灵傀儡，将还在隐身状态的杀手抱在中间。咔嚓，雷闪术落下后，杀手的身形才出现在众人眼前。啊！杀手的防御并不高，不知道承受了多少痛苦，他立刻施展出技能，化为幽灵。蓝黑色的身影挣脱了亡灵傀儡的束缚，他朝着某处飞去。唉，没办法了。江疏雨挑眉，毫不犹豫丢出了魂火。啊！又是一道尖叫声，杀手的幽灵形态再也不能保持，他痛苦地蜷缩着身子蹲在地上。魂火的伤害比雷电还要可怕许多倍。杀手突然明白为什么江疏雨一开始不使用这个技能了。就在他周围的亡灵傀儡们准备向他挥剑之时，啪啪，一根藤蔓打偏了好几把剑，迅速缠在了杀手身上。咻！江疏雨眼睁睁看着杀手被救了回去，竟然还可以这样玩，厉害！预言家丢出好几道治疗术后，杀手身上的伤势全数恢复，可是他的表情依旧很痛苦。还有哪里痛？预言家有些不解，说不清，感觉像是灵魂。杀手的肉身是治疗好了，但心里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那种深入骨髓的痛苦，他再也不想体验了。预言家皱起眉来，这个情况我还没遇到过，看来只能结束之后再想办法了。说完，他赶紧给剑修继续丢出治疗术，可是时机似乎晚了。BAM！ 剑修的群体防御结界被打穿，奥术师的下一个技能也蓄势完毕，一条火龙和一条冰龙在半空中凝结而成，朝着亡灵傀儡冲去。砰砰，2声巨响过后，5人面前被打开了一个缺口，至少有好几十只亡灵傀儡被炸飞。预言家丢出了10几个藤条，藤条立马扎根，飞速长大，把最靠近几人的亡灵傀儡全都绑在了原地。射手飞速射出了好几箭，落在傀儡身上，但看起来根本没有什么作用。不行，召唤生灵太多，必须先把江疏雨解决了。射手看向了剑修，等他做决定，只能这样了，准备净化和盾。剑修领头，带着4人朝着江疏雨的方向冲去。果然，几人立马被影子纠缠住，鬼灵魔法师的技能也落了下来。预言家早就准备好了净化技能，在影子消失的那刹那，剑修和奥术师的护盾一起撑开，硬是抗下了鬼灵魔法师的一波攻击。怎么又是武装的附带技能？江疏雨有些柠檬了，
他都没有这么好的武装。加速，冲刺！剑修的两个安排下去，预言家施展出了加速技能，奥术师也凝结出了风之力。剑修两道剑花打出，一个大叉如长枪的枪头，攻击和防御同时具备。五人的速度瞬间快了许多，将周围的亡灵傀儡撞开。江疏雨看到他们的安排，就知道他们现在要先解决自己。可是已经硬扛了好几波傀儡与魔法师攻击的他们，就算治疗的再完美，受伤过，终究不是巅峰状态。意念一动，魂火丢出，冲在最前方的剑修瞬间倒地，痛苦地瑟缩了下身子。现在他终于体会到杀手刚才的痛苦了。原来这个攻击这么可怕，缺少了一部分护盾后，奥术师的法盾根本撑不了多久，瞬间破碎开来。射手迅速反应过来，一个后空翻，凝气拉弓，剑形凝结，一气呵成，霹雳！但不幸的是，一个雷闪术刚好打在了他的身上，他的技能瞬间被打断，而被雷闪术击中后，他的身形顿在了半空中1秒。就是这1秒，让魔法师们抓住了机会，将他踢出局。另外的几个都是脆皮，立马被围攻。极致防守，剑修用出了自己的底牌，想要再搏一搏，可是亡灵傀儡早就把他给围住了。几剑过后，5个人在台下接受着法修的治疗，看向江疏雨的眼神不再是欣赏，而是真心实意的敬佩。从这一刻起，他们5人不再把江疏雨视作一个优秀的后辈，而是实力强劲的强者。观舞台已然鸦雀无声，谁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见证有人打破纪录的一份子。这样的人物若是能够顺利成长下去，恐怕会十分恐怖。过了许久，听到台上的声音，众人才回过神来。小友，你已闯过第4关，还要继续吗？江疏雨收下了2个终极新功法卷轴后，肯定开口。继续。好。第5关的奖励是一瓶可永久增加所有属性2万点的高级采药和一份高级新功法卷轴，十分难得。江疏雨有些期待。哗！一位老者出现在了半空中，看向江疏雨的眼神里都是欣赏。小友，第5关有点困难，需要准备一下吗？不用了，谢谢前辈。眼看天骄战主持的老者都出来了，江疏雨虽然眼皮跳了几下，不知道第5关有多难，但再怎么准备都没用啊，总不能让这位老前辈跟自己透露消息吧？好，还请稍等一会儿。老者手一招，消失在了半空中。没过多久，场上就出现了一个传送阵，光芒消散之后，就出现了7个人影。传送阵，原来守关人还可以现薅的。江疏雨有些哭笑不得，天骄战压根就没有人想过能闯到第5关吧？等场上的人影全部清晰之时，所有人皆呼吸一滞。LV60的修士还全部都是罕见修炼之道，太夸张了吧？你再看看奖励的夸张程度，这才配得上守关人吧？别看 LV60低，甭忘记了江疏雨多少级，奖励这么珍贵，要是他赢了，岂不是很危险？人家既然有那个实力拿到，肯定有实力守好自己的宝贝啊，是不是蠢？金木水火土光影齐活，全法术伤害还全都是群攻，也能加控制，恐怕这一关他不好闯啊。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好像就是为了针对江疏雨故意安排的。江疏雨不怕群攻，就怕控制，而且对面人数众多，还都是 LV60的存在，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对待。江疏雨蹙着眉，思索着最佳解决方案。对面的7个人看清江疏雨的瞬间也有些傻眼，怎么才是个 LV33的小娃娃？但刚才上峰语重心长的交代，让他们不敢轻视江疏雨这个年轻小修士。江疏雨赶紧抱拳行礼后，迅速给自己套上了6段甲，便召唤出90个鬼灵魔法师，直接丢出技能朝对面砸去。几位修士完全没想到江疏雨会搞出这么大的阵仗，一时间惊讶不已。但经战斗经验丰富的他们很快回过神来，护盾、增幅、攻击，3个指令落下后，对面7个人立马各自做出了反应。一个绿色的木藤瞬间裹住了众人，一道土墙挡在外面，将7个人全部保护在其中。蓝色的水浪和金色的顶影裹在每个人身上，瞬间攻击力和防御值翻倍。天上落下无数火球与刺眼光线，还有上百根紫色的锁链出现，朝着鬼灵魔法师们袭击而去。这熟悉的招式搭配，既能攻击又能控制，还能防守。江疏雨不禁扶住了额头，这不就是莫甘娜大集合吗？服了，现在不是棘不棘手的问题，而是能不能顺利闯关的问题了。魔法师的技能将对面的土墙和木藤球打得坑坑洼洼，布满凹槽。看到锁链的瞬间，他立马收起了所有的鬼灵魔法师，朝着前方跑去，还差一点就能跑出锁链的范围。比武台上的人都觉得他防御很强，应该可以硬扛下一波控制和攻击，但十分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自己朝着7人冲去。最异常的是，他还收起了鬼灵魔法师，那这样下去他怎么打？不对，他刚才召唤出来的魔法师数量好像多了一些。有人回过神来，不会吧？是不是你看花眼了？不可能，不然待会咱们接着看。江疏雨顺利逃出了锁链的区域，而鬼灵魔法师们也毫发无伤。他在奔跑的时候，眼角瞄到了一只火麒麟。有了，江疏雨突然有了主意。江疏雨一边向前继续跑去，一边召唤出鬼灵魔法师打出一轮攻击。这回土墙已经隐隐有了崩塌的迹象，木藤球也在不断晃动，看来对方的防御撑不了多久了。突然，影系束修朝着江疏雨丢出了一团攻击，6段甲上暗芒一闪，江疏雨安然无恙，竟然被挡住了。影系束修再度丢出一个技能，想要控制住江疏雨。嗡，6段甲再度闪过一道暗芒，攻击归于沉寂。还是不行，怎么办？精细竹修眉头微蹙，命令所有人调转枪口，全部朝江疏雨攻击，全力攻击江疏雨。得到命令后，其他5人不再去管魔法师，而是朝江疏雨直接攻击。嗡嗡嗡，
六段甲的暗芒接连闪过，江疏宇全身的黑色铠甲渐渐变淡。10万防御值强归强，但也要看对手是谁。对面的7人全套绿级武装，还都是附带技能的军营出品，强的不能再强。眼看着对面7个人对鬼灵魔法师无动于衷，直接不管，江疏宇也懒得收起他们了。鬼灵魔法师们又丢出了一波技能，轰隆，土墙破碎，木藤球也炸开。火麒麟赶紧在地上踩了几下，所有人的技能都进行了重置，所有人的技能不再需要冷却，土墙和木藤球又重新被施展开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神奇的火麒麟，竟然可以消除技能冷却时间。是啊，有了这个火麒麟，基本上可以连续不断丢出技，能对战的时候也太占便宜了吧。江疏宇的脸色沉了下来，对面这么玩，他很吃亏啊。毕竟他也是需要等待冷却时间的人，而且亡灵傀儡他也不能召唤出来，一旦被控制，他们又成了吃瓜群众，放在比武台上还碍事。他身上的6段甲颜色还在持续变淡，眼看就要化为虚无。而此时影系束修的锁链也全都丢了出来。江疏宇勾唇一笑，收起了鬼灵魔法师，顶着攻击跑到了土墙之后。他瞬间召唤出了魔法师落在几人的后方，让他们丢出一波攻击。被攻击的木藤球中的几人看到江疏宇的时候面面相觑，不懂他这是准备弄什么操作。眼看江疏宇笑眯眯的伸手一招，6段甲重新凝实起来。死！怎么会？几人全然没想到江疏宇竟然也可以将技能冷却时间清零，而且还是最保命的防御技能。其实6段甲随时都可以更换新的，但这是江疏宇的秘密，又怎么会随便告诉其他人呢？7个人的念头瞬间默契十足，只要能够彻底破坏掉6段甲，那么江疏宇就必死无疑。实在不行，就一直熬到他的精神力耗光为止。就在他们思绪纷杂的时候，江疏宇已经把手放在了木藤球上面。这小家伙要干嘛？众人不解。就在这一瞬间，江疏宇把200多个亡灵傀儡全部都放了出来，丢出了雷霆万钧技能，然后在顷刻间消失，前后持续时间不超过1秒。众人压根就没有时间反应过来。木藤球上的木藤条开始断裂，几人瞬间明白了他的意图。不好，赶紧重新防御！精细束修立马大喝一声。火系束修反应过来，赶紧让火麒麟再次施展技能。所有修士的技能冷却时间瞬间归于0。水系束修当即甩出技能海运，木藤球之外的比武台场地立马变成了汪洋大海。江疏宇顿时陷了下去。咻！一个亡灵傀儡一步踏出，几乎从水面上横飞过去，把江疏宇抱着飞出了水中。光系和精细束修的攻击接踵而至，朝着江疏宇飞落。几道攻击下去，6段甲的颜色越来越淡，黑色也逐渐隐没在空气之中。就在黑色铠甲快要消失的瞬间，6段甲又重新凝结了出来。这到底是个什么鬼技能？这个技能难道没有冷却时间的吗？台上的7人瞬间有些怀疑人生。啪嗒，木藤球破碎开来，木系束修立马反应过来，重新凝结出木藤球。只是木藤球中似乎多出了一个不应该存在的身影，江疏宇。他笑眯眯地跟众人打着招呼，见过各位前辈。7人都傻了眼，你一个召唤师冲到对面的阵营来，是找死吗？真不怕被他们砍死？难不成你把自己当作剑修了？木藤球外面的魔法攻击依然持续着，没有间断的迹象。火麒麟直接朝着江疏宇冲了过去，哒哒哒，轰！火麒麟撞到了他，但6段甲把这个强烈的冲击给挡了下来。江疏宇站在原地安然无恙。7人中只要还有技能可以释放的，都没有错过朝他丢技能的时机。江疏宇不闪不避，硬是凭借着2套6段甲硬扛下了他们的攻击，顺便施展出了影子纠缠。糟了，被控制住了。他们当然有进化技能，只是在他们来得及之前，已经有不少亡灵傀儡把他们包了起来。枪枪枪！就在光系束修为众人进化好的瞬间，更多的亡灵傀儡出现，挡住了他们的每个出路，包括天空。土系束修直接唤出一个巨大的土盾，将所有亡灵傀儡朝其他方向推开。不过这些亡灵傀儡是被推开了，但是江疏宇还有，于是他们再次被包围起来。江疏宇早就预料到了对方会将亡灵傀儡打飞，所以才没有一次性放出所有傀儡。叮！水银落在地面上的声音清晰可见。江疏宇身上的6段甲闪过一道暗芒后，所有亡灵傀儡都被地面上莫名扩散开来的水银碰到，瞬间凝固在了原地。火麒麟蹄子一扬，这一批亡灵傀儡又被震到了天上。江疏宇再次笑起，又放出了一批亡灵傀儡，丢出了雷霆万钧。精细束修有些束手无策起来，接下来要怎么指挥？他真的想不到了，这还是他头一次遇见这么麻烦、这么刚的召唤师。吼！火麒麟突然痛苦吼叫起来，场上的7人都不明所以，但是观舞台上的众人一眼明了，又是那个神秘的技能。到底是什么技能才能发出这样的威力？我们现在已经没工夫去关心那么多了。火麒麟的吼叫声太刺耳了，你不难受吗？废话，当然难受，不然我捂着耳朵干嘛？江疏宇又放出了一批傀儡，却不再朝7人攻击，这次的目标变成了火麒麟。火麒麟好歹是 LV60的召唤兽，血条一定厚得一笔，不过越难砍死就越符合他的心意，到时候一波爆炸全都送走。此时即便有火系束修治疗，但20几只亡灵傀儡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再加上堪称杀手锏的魂火，他根本来不及治疗。精细束修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保护火麒麟！就在他喊出这一声的时候，江疏宇已经得逞了。不好意思前辈，你发现的太晚了。最后一道魂火丢出去的时候，火麒麟已经惨叫着倒下了。砰！爆炸声响起，捂着耳朵的观众们心有余悸。这爆炸的威力也太大了吧！还好我们之前已经捂上耳朵了，太恐怖了！我要是被炸到，
可能只剩下灵芝胳膊了吧。场上太多魔法法术了，完全看不清发生了什么。当整个比武台已经恢复平静的时候，只剩下了江疏雨一人，还有他的亡灵傀儡和鬼灵魔法师。另外7个修士，他们正傻愣愣地站在台下，怔怔看着江疏雨。头的精细束修苦笑一声，竟然输给这个小鬼头了，还真是后生可畏啊！难怪上峰那么语重心长，这个少年人确实可怕。至此，江疏雨再次打破新纪录，成为闯第5关成功的第1人。所有人都激动无比，站起来为他喝彩。江疏雨好样的！吾辈修士就当如此，太精彩了。而之前隐没的老者也出现在半空中，他轻飘飘地把奖励挥落下来。小友，这是你的奖励，你的天赋和实力都很强，望你能继续保持，为我们人族的历史再添一笔浓墨重彩。江疏雨疑惑不已，怎么不继续说恭喜你闯关成功之类的话？这时他的玉简发热起来。江疏雨用精神力一探，是星尊给他发来的消息，点到为止。师尊的话必有道理。江疏雨朝着那位老者行了一礼道谢后，转身跳下了比武台。其他人都暗道可惜，只有江疏雨知道，他这次出的风头已经够了，反正以后还有机会再挑战的，也不急在这一时。疏雨，你太棒了，我好开心啊！百里奚蹦着过来抱住了他。你为什么开心？当然是因为你高兴了。你知不知道，你闯到第4关的时候就足以载入史册了，更何况你还闯到了第5关。两人携手离开了天骄站的中心，没再继续关注别人的情况了。对他来说，修士大会就此告一段落。他这次的收获不小，不仅找到了姐姐，还得到了一大堆宝贝。2个字，舒服。两人才走了一段路，一道人影缓缓降落到了2人面前，是刚才的那位老者。老者一脸憨厚，看向江疏雨的目光像极了爷爷看待孙子般。见过前辈，请问前辈还有何事？哼，小友你好，我是温渊，你是玄武圣地的弟子，今年大考的大陆首席，对吗？此时江疏雨这边的玉简刚发热，他猜到应该是星尊发来了讯息，但对方并没有说话，估计是想看看温渊想说什么。温前辈，您有话直说就好，不用客套。小友真是快人快语，那我就直说了，我是玄武圣地的客卿长老，应该也是有资格收你当关门弟子的，不知你可愿意？关门弟子就是师徒关系了，原来对方是为了此事而来的。估计玉简中的那位听了都想笑吧。多谢温前辈的赏识，可是晚辈已经有了师尊了。是谁？竟然下手比我还快！温小子，你是皮痒痒了是吧？居然来挖我墙角！温渊瞬间咽了口唾沫，神色古怪，不确定的开口询问：“您是星尊前辈？”废话！南辰星没好气的哼了一声。温渊立马躬身对着江疏雨的玉简行礼，满头大汗。原来还真是您，晚辈真的不知道江疏雨小友竟然是前辈您的徒弟，冒犯了。哼，知道冒犯就好，以后不许再打他的主意了。南辰星的语气傲娇。是，那是肯定的，既然是星尊前辈的徒弟，还有谁敢与您争锋呢？早知如此，晚辈就不多此一举了。不错，很有觉悟。你到时候记得跟那几个小子通一下气，把我乖徒儿的信息给武岩石了，可不能叫旁人知道了去。这是自然，晚辈待会儿回去后就把这件事情给办好。但凡是玄武大陆出现的天之骄子，都会被玄武大陆保护起来，以免遭逢他人毒手。许多重要信息也只有地位极高之人才能看到。只是李成云那个意外，让大家这些年来做了不少无用功。行了，知道你事务繁忙，等天骄站那边一结束，你们都来找我一趟。有事？是，晚辈这边尽快处理完，先告辞了。文渊恭敬的回话后，便转身离开，去忙自己的事情了。星尊有事情找他们，一定是大事，所以赶时间。小徒儿树大招风，你师尊我已经给你准备了一系列收获颇丰的任务，等着你哦，快来吧。自从星尊收他为正式收他为徒后，说话的语气都更为开放许多，江疏雨很快就适应了。是，师尊，弟子这就回去。但他的态度一如往常的恭敬，尊敬自己的老师是他的原则。玄武圣地，江疏雨的身影刚出现，许多弟子都频频侧目朝他看来。现在他算得上是整个苍穹域的风云人物了，直接在修士大会连斩第一，还在天骄战上闯到了第5关，实在可怕。不管是原来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都忍不住向他打招呼，想混个脸熟。这个世界实力为尊，江疏雨现在所展现的实力就已经如此可怕，只要顺利成长下去，今后一定能问鼎整个大陆乃至整个苍穹域。因此许多人愿意与之交好，而且都怀揣着敬佩的心思。可是江疏雨突然有些不适应起来，如果其他人都是穿越来的，还好说说笑笑，打破新纪录这种事情就像日常一样，但修真界的众人显然把这当作天大的事情来看待。百里奚早早就溜了，他也不是很习惯这种气氛。最后江疏雨独自一人回到了洞府之中，连休息都没有，他直接坐在了蒲团上，取出了初级采药，一饮而下，好舒服。一股暖流涌入他喉间后，便开始朝着4个方向扩散开来，蔓延在他的经脉骨骸之中。他能够感觉到自己已经变强了，不过这只是初级采药而已，每个属性只能增加200。秘境煮茶的位置已经成了江疏雨的专座，他正面目平静地给南辰星和李靖煮茶倒茶。南辰星笑得合不拢嘴，就好像只要江疏雨这样给他泡茶，他就不需要别的回报了。表现非常棒，给为师长脸了。有这样的弟子，当然长脸了。当初不知道是谁才闯过第3关而已。你能不能别老拆台？真男人敢做敢当，你就说你是不是吧？老男人，哼，懒得跟你扯这个。江疏雨眼底含着笑意，听着这2位大能在这里扯皮，也是一种乐趣。
嗨嗨，南晨星咳嗽了2声，故作自然地转移了话题。乖徒儿，这段时间你就专心升级吧，早日升到 LV37，到时我就带你去一个地方。好，师尊。还有一件事，这段时间你就待在副本大阵历练就好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用为师多解释了吧？江疏雨沉默了。确实，现在关注他的人实在太多了，他完全没有办法判断谁对自己是善意，谁又是恶意的。尤其奸细的存在无孔不入，要是再来2个魔王针对他的话，他基本就废了。你也知道魔窟的那些脏东西，心思坏得很。而且我们玄武大陆老是被针对，死了不少天骄人物。你若是待在圣地之中，好歹为师不用为你担心太多，我也可以随时保护你。是，师尊，弟子知道了。江疏雨浅笑着，突然想起那个朱雀副本令来。对了，师尊，弟子有一事相求。臭小子，我可是你师尊，有什么求不求的？直说就好了。南晨星没好气的朝他头上给了个暴力。江疏雨嘿嘿笑道，也没什么，就是机缘巧合间得了个朱雀副本令，是个小孩子送我的，我想请师尊帮我还回去。哟呵，那东西可是个好宝贝，就算是朱雀大陆也没多少人有，你确定？南晨星有些惊讶，而李靖也稍微凑过来的一些，想听二人的对话。是的，我送给那小孩的东西并不如这个副本令价值高，受之有愧。那小孩叫什么？楚瑶，姓楚。没错。李靖在一旁摸着胡须，状似无意般插了句话：朱雀大陆楚家可不缺这东西，但也只有嫡系才有，如果是小孩，恐怕就是楚家那个备受关注的嫡子了。这个人脉可了不得呀。南晨星喃喃道，这件事为师回头帮你问问，不过那楚家的人一向都是一言九鼎的，哪怕是个小孩也能做主。多谢师尊，只要您肯帮忙就行。江疏雨微微一笑，之后南晨星又絮絮叨叨交代了许多事情，基本上都是让他小心为上。待他走后，李靖才慢悠悠开口，你这个徒儿挺会交朋友的呀，这就是福泽深厚之人，咱们羡慕不来。南晨星叹了一口气，也不知道到最后究竟是他沾了我的光，还是我沾了他的福玉。现在我不敢说，但以后肯定是你沾了他的福玉。李靖心直口快，把想说的都说了。哈哈，我也这么觉得。话说，你不会是想直接带你的乖徒去那个地方吧？果然是兄弟，懂我。南晨星哈哈大笑，不过这是成为合格的修士的第一步罢了。你可别太为难人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当初是踏入2阶之后才去的。南晨星打着扇子看向远方，似乎看到了从前的自己。是，我原本以为踏入2阶之后才是最适合的，但其实我去的时候已经算晚了，能够越早去，得到的好处越大，我不想让那好孩子错过。行吧，行吧。李靖看到他这么煽情，有些受不了，随意的摆摆手，结果就听到了这么一席让他汗颜的话。放心吧，我的徒弟鬼精着呢，保命的招式一套一套的，而且就算把他玩死了，作为师尊的我还不能将自己的徒儿复活吗？副本大阵，江疏雨才出现在大阵之中，几乎所有人在2秒内就安静了下来，许多弟子都敬佩地看着他，像在目视一位强者。就算是已经踏入2阶的修士也是如此，毕竟江疏雨连第5关那样的强者都能打过，想要揍趴他们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吧。天哪，江师弟回来了，好久没有见到江师弟了，真怀念我们一起打副本的日子。得了吧，你那明明是被人带着刷副本的，一路都在闲逛打酱油，江师弟估计都不记得你。哼，我不管，反正这件事是存在的。江师弟，欢迎回来。林景恬静地笑着，对待江疏雨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此时江疏雨才察觉到了他与旁人的不同之处。这位师姐虽然看上去就是个普通弟子，但在他闯过第5关之后，和别人对待他的态度完全不同。这样的人家世背景应该不差，而且见惯了大风大浪，所以才能如此平常心地对待他。只是如果真是世家女的话，为什么她又这么拼命地赚取贡献值呢？是啊，师姐，好久不见，可是有生意需要我关照。江师弟真是聪明，你是来历练的吧？需不需要我给你推荐个副本？只需要100贡献值哦。江疏雨爽快地把贡献值划给了他，林景立马背起了小手，转身领路。师弟，跟师姐走吧。两人来到了一个副本门口，这个入口神秘无比，给人一种历史悠久的感觉。LV38知识之神普罗米修斯，江疏雨看着这个副本的名字，不由念出声来。普罗米修斯是知识之神，是希腊5大主神之一，在西方的神话故事中，他给人类带来了火种。这个故事江疏雨印象深刻。没错，普罗米修斯。师弟，你可别看这个副本比较普通啊。师姐这就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没有多少人知道，不然来打这个副本的人恐怕会很多。林景说话的声音突然小了很多。这个副本冷却的时间可长了，需要5天，由此就可以看出它和其他的副本不同之处。第一个记录还是在5年前打下的8个小时半，创造记录者是神道峰的几位师兄师姐。一般情况下，困难级副本也只需要6个小时左右，但就连神道峰的师兄师姐都要打8个小时，由此也能管中窥豹，发现其不一般。哼哼，看到了吧，神道峰都需要8个多小时。师姐我也不卖关子了，这是希腊主神系列副本的其中之一，但是那什么希腊我从来没听说过，只知道这几个副本分别跟希腊5大主神有关。江疏雨心中暗道，你要是知道就有鬼了。5大主神分别是知识之神、太阳神、月亮女神、爱神和智慧女神。打通每个副本之后，有机会得到相应主神的碎片。传闻如果集齐5个碎片，就可以得到一个神秘的宝藏。当然了，这个神秘的宝藏就得靠你自己探索了，师姐还没得到过呢。关于知识之神普罗米修斯的这个副本，
我姐再给你透露一二，里面有不少火星的攻击，一旦被灼伤就会受到持续伤害，所以好多人组队来打副本的时候，往往法修都苦不堪言，精神力不够用，所以大多数人会选择带上2个法修，但是这样打起来的速度又慢了很多。听说以前还有人死在里面。说到这里，林景突然感觉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忍不住抱着自己的胳膊搓了搓。不过经验很丰厚，而且师姐相信你肯定没问题的，加油吧，师弟。眼看林景就要离去，江疏雨赶紧出言阻止了他。等等师姐，你还没跟我说另外4个副本在哪里啊？这不是看你级别还不够吗？那边是太阳神的副本 LV44， 你至少得到 LV38 才能进去，那边那个月亮女神副本是 LV50 的，至少需要 LV44 才可以。至于另外2个，就得等你自己慢慢探索了。林景的眼底划过一抹流光，俏皮地笑起来。原来如此，多谢师姐，师姐告辞。江疏雨说完这句话后，直接转身进入了困难级副本。至于为什么不带百里奚，那丫头又说家里有事，还要再离开一段时间，也不知道她家里给她安排了什么任务，似乎让她完全游离在圣地的管辖之外。算了，她自己好像也是这样。不过唯一的区别是，世家对后辈子弟都有安排，按着那条路走，怎么都不会太差。而江疏雨则是因为修炼之道太过特殊，只能这么走。果然，一进副本，江疏雨就感觉周围遍布着灼热的气息。也是，毕竟是曾为了人类取来火种的人啊。远处有一座光秃秃的山，当时普罗米修斯应该就是爬到这座山的山顶，从阿波罗的车架之下取来了火种。我竟然有一种参观旅游的感觉。江疏雨喃喃自语道，这种感觉还挺奇特的。他所在的这片森林，每一棵树上都燃烧着熊熊火焰，炽热不已。他记得神话里写过，普罗米修斯曾为人类带来了知识，应该有一片阴凉的地方才行，不然就不太符合逻辑了。6段甲的暗芒不断闪烁着，光是这里的高温就已经让6段甲感受到了攻击，确实挺消耗精神力的。呼啦，他周围的几棵树上有几道火焰朝他吹来，完全不给他做心理建设的机会。所幸有隐遁在，可以削弱不少 AP。江疏雨朝着那座山走去，走了好几步才看到妖兽的存在。LV38 泰坦，精锐，速度和精神力都是5000，攻击和防御都是12000，能够使用泰坦的大力技能。对，普罗米修斯好像就是泰坦一族的。江疏雨暗自点头，这个细节设计的好，唯一比较坑的就是这家伙免疫火元素攻击。就在他思考的时候，泰坦已经朝他发动了攻击，一个大锤朝着他轰来。当，大锤和6段甲之间擦出了火花，绚烂夺目，威力倒是不错，但是不够看。江疏雨直接把亡灵傀儡放了20个出来，一锤10剑，这样对轰起来。在奔跑之时，傀儡们也染上了大树枝上的火花。奔跑吧，烟花！江疏雨情不自禁笑了起来，跟着傀儡们向前方跑去。不时有泰坦从森林之中钻出来。击杀 LV38 泰坦，经验加740000，获得知识水晶星号1。砰！泰坦死后，直接化为一道绿光，融入了大树之中。得，又用不了枯骨烂炸了。这种副本对我来说真不友好。杀完10个泰坦之后，虽然有隐遁的保护，但江疏雨并不想白白消耗傀儡。怎么收不回芥子空间了？还处于战斗状态。江疏雨沉默了。被环境灼烧，居然也算战斗状态，能不能再坑一点？算了，既然收不回来，那就探路吧。亡灵傀儡们四散开来，朝着森林之中扫荡，但凡遇到泰坦，就会立刻下杀手。如今已然身经百战的傀儡，面对泰坦这种小角色，根本不带怕的，随便砍几刀或者一个雷霆万钧就能把泰坦送走。地图逐渐在江疏雨的脑海之中成型。此时他才发现，原来整个副本之中都被火焰覆盖，除了那一座山是唯一的阴凉之地。但是那一座山的周围有4个洞穴，每个洞穴前都有守卫，他根本没办法判断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入口。作为成熟的玩家，他当然选择全都要。傀儡们各自分开，5-5一组，分别进入一个洞穴之中。进入洞穴之后，才发现里面有更多的妖兽种类，什么细剑泰坦、巨炮泰坦、战斗泰坦、疯狂泰坦和极速泰坦，给江疏雨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直到击杀了一条战犬之后，江疏雨才面露喜色，终于有尸骸了。既然有了尸骸，就不用一个个单杀，直接圈起妖兽来就好。亡灵傀儡在洞穴之中到处飞奔，把妖兽们全都吸引住，朝着江疏雨的方向跑来。收获不错嘛，竟然有上百只，再来几波，我估计就升级了。眼看着妖兽们跟着亡灵傀儡跑了出来，江疏雨直接丢出了影子纠缠，所有妖兽的速度顿时慢了下来。傀儡们也掉转头去，不再狼狈逃窜。雷霆万钧施展出，不少战犬死于非命，然后被无情的高高抛起，丢入了泰坦群中。砰砰，爆炸声响起，整座山不断颤抖着，还有一些巨石从高空中落下，朝着妖兽跌来，竟然砸死了几只妖兽。最后方的那些妖兽开始捶着自己的胸口，身上的气息逐渐攀升。但江疏雨没有注意到这么多，不断施展着枯骨烂炸，妖兽们一片一片的死去。可是怎么感觉不太对劲？这些妖兽似乎变强了。此时副本大阵中，普罗米修斯副本入口朝外面喷出了一些火星，把路过的修士给吓了一跳，惊呆了。某修士路过普罗米修斯副本入口，竟差点身亡。别那么夸张好不好？就是差点蹭到火星而已。话说这副本好端端的怎么？说话之人突然睁大了眼睛，你们快看，这个副本突然多出了个亚洲级难度，竟然产生了异变，是不是传说中的知识碎片要现世了？不知道啊，亚洲级难度咱们也打不过。路过的弟子们开始奔走相告，众人都自发地聚集到了此处。
副本突然多出亚洲级来，可是大事。林景注意到了这边的变化，唇角勾起，不愧是僵尸帝啊，果然可以。而百里千诀维持着副本大阵的运转，自然第一时间发现了这边的异常。嘿，这小子挺厉害啊，竟然真的把亚洲级副本给捣鼓出来了。难不成那个传闻是真的？百里千诀摸着下巴，眼底闪过一丝兴味，也不知道那秘宝是什么。老头子，我真好奇啊。他知道的传说更多，不像别人那样只知道看几句传闻而已。想要得到传说中的知识碎片，需要触发出副本的亚洲级难度，而且还要看运气。唯一的途径只有在短时间内处理掉许多妖兽，影响到副本的根基，才有机会触发。其实不只是普罗米修斯副本是这样的，还有很多副本也是同样。他年轻的时候当然也去尝试过，可惜最后都不了了之。没想到江疏宇这臭小子弄出好几道爆炸之后，竟然就做到了。恐怕他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亚洲级副本吧。百里千诀有些期待，继续看了下去，想知道江疏宇会有何反应。副本之中，亡灵傀儡们身上的影盾已经被灼烧完毕，受到的伤害大幅度增加。原本预计能扛10几个小时的他们，现在也只能扛2、3个小时而已。江疏宇皱起了眉头，只觉得匪夷所思。再不快点解决这些妖兽，恐怕亡灵傀儡是真的会被烧死。他紧皱着眉头，朝着副本深处跑了过去。秘境，老千，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不是说要好好陪你的宝贝孙女吗？南辰星笑眯眯地扇着扇子，一脸调侃。还不是因为你的宝贝徒弟。哦，我徒弟怎么了？做了什么好事？快让我听听。他呀，竟然把普罗米修斯副本的亚洲级给弄出来了。你也知道，亚洲级副本的出现就意味着知识碎片即将现世，传说中的那个秘宝。还没等他说完，南辰星就打断了他的话。等等，老千，你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你对那个秘宝有意思？我先说好了呀，那可是我宝贝徒弟的。嘿，你这臭不要脸的！老头，我什么时候说过那种混账话了？搞得像是我经常抢你宝贝徒弟的东西似的。在一旁的李靖忍不住笑出声。别着急，百里，小南是什么性子，你还不了解吗？肯定是在跟你开玩笑呢。别激动，别激动，我跟你开玩笑呢。您老大人不计小人过好吧？南辰星也赶紧哄起百里千诀来。再说了，那不是还有2个副本吗？那小子找不找得到还是一说呢。爱神和智慧女神的副本踪迹可隐秘得很。百里千诀沉思了一瞬，开口道：其实我好像见过智慧女神的副本，但那时候我正在跟魔王干架呢，没空，估计打完就消失了吧。李靖肯定地问道：你还真是万事通啊。对，后来我就找不到了。那您老这次过来是找我有什么事呢？南辰星的眸子弯了起来，像一只狐狸。这个，百里千诀支支吾吾的，最后还是气鼓鼓地抱着胳膊说：你让你徒弟带我们家西西一起打，看看能不能弄出点多余的碎片来。就为这事？南辰星的表情古怪不已。你这是准备承认你这个孙女婿了？放屁！我才不承认呢。百里，你就算再怎么不肯松口，想必心底已经有主意了吧？玄武大陆找得到比江疏宇还要优秀的年轻人吗？百里千诀沉默了。南辰星哈哈大笑：就是啊，老千，而且小苗苗现在还是我的徒弟，肥水不流外人田，是不是？我倒是觉得这俩孩子挺般配。再说，就算你不承认，他们对对方的心意是什么样，你又不是看不出来。儿孙自有儿孙福，百里，你也不要操心太多了。所以，你还不如直接让西西去跟我徒儿说，他肯定答应。普罗米修斯副本，江疏宇进入了山洞之中，亡灵傀儡们从4个入口把所有的路线全都走了个遍，结果发现不管怎么走，全都会聚集到山的正中央，那里有一个天坑，天坑底下才是下一个关卡。江疏宇不断打量这个天坑周围，好不容易才发现了一个楼梯，楼梯竟然是透明的，这什么鬼才设计的？差点找不到。江疏宇有些无语的让傀儡们先行出发，朝着天坑进发。大概探索了10分钟之后，眼前才出现了另一个场景。无数泰坦正守护着最中央的柱子之上的火种，个个凶神恶煞，扛着自己的武器。火种突然分裂开来，变成了无数星星点点的小火苗，朝着傀儡们飞来。一个火焰和一个泰坦负责一个傀儡，火种竟然成了泰坦的武器之一，厉害！江疏宇点点头，重新换了一套6段甲后，刚好有数十道小火苗朝他冲来。傀儡们全都迎了上去，这些火苗的伤害比之前困难级副本的伤害要更加纯粹，伤害更高。但江疏宇现在并不知情，只觉得这个副本怎么越来越棘手了。等他冲到了最中央的石柱之下时，才发现这边还围着一群妖兽，这些妖兽全都像石板一样，脸上刻着繁复的文字。LV42知识记载石兽亚洲级精锐。江疏宇突然明白了一切，他就说怎么感觉难度变高了？原来他竟然莫名其妙的。等等，他打的不是困难级副本吗？刚才的爆炸之后，好像就有一些古怪，应该也算一种彩蛋吧。但也没关系，反正他也不是打不过。亡灵傀儡和石兽对撞在一起，谁也不让谁。石兽发动技能后，身上的文字全都飞了出来，变成了一道锁链，捆住了亡灵傀儡。江疏宇扶住了额头，看来亡灵傀儡又不能用了。他利落地召唤出20个鬼灵魔法师，朝着石兽们丢出技能。不行，火苗的伤害值太高了，魔法师坚持不了多久，必须速战速决。江疏宇的眼神一狠，丢出了影子纠缠，所有石兽全都被困在原地。魂火丢出，石兽们痛苦不已，但手上依旧麻木地挥动着他们的锤子。尽管速度再慢，也比一动不能动的亡灵傀儡要好得多，毕竟傀儡只能硬扛着他们的伤害，还不能被收回。对不起了，兄弟们，
江疏宇悠悠叹了一口气，这回是真的就不回来了。鬼灵魔法师的一波技能放完后，又开始了第二波。在江疏宇的魂火辅助下，一个石兽当场身死。击杀 LV42知识记载石兽经验加1680000，获得知识结晶星号1。果然有尸骸，这下应该真的可以速战速决了。砰砰，接下来就是爆炸的盛宴。亡灵傀儡们得以喘息，但他们距离消失也不远了，因为身上的火苗还在持续燃烧着。江疏宇皱着眉头，效用最大化吧。这样想着，傀儡们就朝着石柱继续冲去，直到他看清石柱，才发现原来是一座石塔，整座塔身中发出了轰隆隆的声音，又有一大群石兽冲了出来。幸好他早有准备，丢出石兽，一个石兽凌空飞过，爆炸声响起。明明石柱都抖了一瞬，但依旧没有一个石兽死亡，看来生命力已经不够了呀。跑了一路，就算是刚死的石兽，生命力也流失的差不多了。受到攻击的石兽们立马调转了目标，齐齐看向了江疏宇。江疏宇眯起了眼睛，手指一勾，活络过来的影子们立马出现，纠缠住了石兽。他们飞奔过来的速度瞬间被拉低许多。江疏宇锁定住了领头的石兽，丢出魂火。与此同时，魔法师们也丢出了技能。砰当，为首的石兽立马摔了一跤。击杀 LV42知识记载石兽经验加1680000，获得知识结晶。挂掉的石兽立马被江疏宇刚召唤出的一个傀儡拎了起来，朝着石兽群中丢去。砰，经验瞬间增长了不少，看来还是新鲜的比较好用啊。还有一丁点血条的傀儡们朝着石塔内部冲去，突然一只傀儡被风一吹就消散在了空气之中。没过多久，江疏宇一行人就跑到了石塔顶端那一枚火种之下。这是什么东西？眼前的一幕实在太过惊艳了。火种之下是一颗熠熠生辉的宝石，不，准确来说应该是一朵宝石花，花蕊部分是一颗红宝石，周边的几个花瓣全都雪白柔嫩，惹人爱怜。江疏宇有一种预感，这也许是一种宝贝，于是他让傀儡们上前，想把那朵花给摘下来。可是火种突然向下扑了下来，20只亡灵傀儡全部在顷刻间消散，火种忽然剧烈扭曲起来，逐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泰坦。LV43普罗米修斯信徒元帅级，攻击防御都达到了24000，其他都是1万而已。火种花神圣无比，不容侵犯。信徒开口之后，就朝江疏宇攻击过来。江疏宇眼疾手快，让新召唤出来的那个亡灵傀儡丢出了刚才拎过来的一个石兽。砰！好！信徒被炸了一下，吼叫一声。此时，他脚下的石塔之中已经又出现了19个亡灵傀儡，正在捡着尸体往上跑来。江疏宇同时丢出了影子纠缠和魂魄，让信徒没有办法继续攻击。但显然，他想错了。从信徒的脑海之上浮现出了几个火花，朝着江疏宇袭来。6段甲不断闪烁着暗芒，将这些攻击全部挡下。嘎吱！终于来了！江疏宇的唇角勾起，稍微松了一口气。只见20多个死去的石兽朝着信徒飞去，然后连续不断的爆炸在石塔之上发生，傀儡们也冲到了信徒面前，挥剑砍下。黄色的光芒闪烁，20道雷霆万钧的威力不容小觑，连同鬼灵魔法师们的攻击，10几波下来，信徒永远的倒下，闭上了眼睛。击杀 LV43普罗米修斯信徒，经验加1720000，获得小提琴火种花。小提琴？江疏宇挑起眉头，这东西他可没玩过。唤醒普罗米修斯的神器，他嘴角一抽，这东西落在没有音乐细胞的人手上，应该是灾难吧？说是吵醒还差不多，倒是火种花比较实用，可以找到普罗米修斯的沉睡之地。江疏宇手里拿着火种花，在花瓣的指引下，选定了一个方向走去。周围一片空旷无际，但温度越来越高了，衬托的傀儡们的承受能力越发弱了起来。这亚洲级难度也太高了吧？正经人谁受得了啊？江疏宇暗自啧舌。此时，距离他进入副本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第二波亡灵傀儡也快扛不住了。走到一片空地之后，火种花突然凌乱起来，5片雪白的花瓣不断晃动着，一会儿指着这边，一会儿指着那边，到了最后，竟然魔性的挠挠头，也就是花蕊部分的那颗红宝石。看来普罗米修斯的沉睡之地并不在这里。就在江疏宇纠结是不是该离开的时候，地面上黑色的石头全都震颤起来，像地震一样。他立马把火种花收了起来，让亡灵傀儡和魔法师将自己围在中间。一个巨大的棺材从地底钻了出来，咔咔，巨大的石头棺盖摩擦着，有打开的趋势。江疏宇眼睁睁地看着棺材盖打开，从里面跳出了一个煤炭球。长着4只的煤炭球一脸懵懂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在看到江疏宇的一瞬间，目眦欲裂。小煤球的身上突然染上了火花，熊熊燃烧起来。LV45梅亚洲级 BOSS 的攻击和防御都达到了3万，和亡灵傀儡一样，幸好速度和精神力都只有1万而已，还能打。这么个可爱的小东西，攻击力竟然这么强。既然已经遇到了 BOSS， 看来这个副本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小提琴和火种花什么时候才用得上呢？算了，总归有火种花，也许普罗米修斯的沉睡之地才是普罗米修斯存在的副本吧。小煤炭球似乎是听到了江疏宇竟然说它是小东西，张开小嘴呀了一声，一只手朝着江疏宇挥舞过来。轰！一个庞大的紫色火球凭空出现，让江疏宇惊得目瞪口呆。这也太夸张了吧！流行反差萌。他决定不再留手，把另外的200个亡灵傀和50个鬼灵魔法师全都召唤了出来。火元素的就没必要喊出来参战了。亡灵傀儡们统一朝着紫色火球跳起，举起了剑。嘣！
紫色火球瞬间炸开，变成了一块块紫色的碎石，但炸开的同时也伤到了亡灵傀儡。见状，江疏雨丢出了魂火和影子纠缠，把小煤球困住。小煤球痛得张开了小嘴，朝着傀儡们喷出了一道炽热的紫色火焰。亡灵傀儡们开始干裂起来，骨骼咔咔作响。鬼灵魔法师们的魔法全都落在了小煤球所在之地。没过一会儿，小煤球的手又挥了起来，这次他的左右手同时挥动，出现的是2个巨大的紫色火球。亡灵傀儡们顺利沦落到了砍球大队，如此消灭了一个又一个火球。战斗僵持了好几分钟后，江疏雨才收到了消息提示：击杀 LV45枚枚，亚洲级 BOSS。刚收到提示，他看也不看，立马选择退出了副本。没办法，小煤球的伤害对傀儡来说太高了，再不退出的话，他这220个傀儡恐怕也要打水漂了。眼前一片清亮之后，江疏雨才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终于出来了。他出来的瞬间做的第一件事是检查自己的芥子空间。呼，还好，都还在。击杀 LV45枚枚，亚洲级 BOSS， 经验加450000，获得普罗米修斯之矛，知识宝石碎片星号1。知识宝石碎片只要攒够5个，就可以凝结成1枚知识宝石。知识宝石？没听说过啊。他环视四周，想要找到灵井师姐，但此时并没有她的身影，可能去什么地方了吧？咚，3道钟声响起，不少人冲了进来，前赴后继地挤入了副本大阵中。此时的江疏雨还不知道，只要有人破纪录，副本大阵中就会有钟声响起，所以他一脸迷茫。而不少人冲到普罗米修斯副本后，看到江疏雨的瞬间，立马恍然大悟，估计这位又打破了新纪录，也不知道是什么成绩。就在众人抬头看去之后，纷纷愣住了。奇怪，原来的第1名怎么不见了？有知道江疏雨已经弄出了亚洲级副本的人，神秘兮兮地笑了起来。你们想知道吗？只要1贡献值，我就告诉你们哦。1点贡献值也不多，吃瓜群众们难以压制下心中熊熊八卦的火焰，纷纷扫给了他。嗨嗨！只见那人清清嗓子，那是因为江师弟已经弄出了亚洲级副本，迄今为止闯过的只有他一人，当然只剩下他一个人的名字了。你这人净扯犊子，快还我贡献值！我们又不是新弟子，会不知道普罗米修斯副本最高的只有困难级吗？就是，快还我们贡献值！死骗子！那人的脸色黑了下来，瞬间变脸，笑嘻嘻道：“是真是假？你们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哼，想要白嫖？休想！听到众人的话，江疏雨的表情古怪不已，尤其是在众人看向他的时候，他立马明悟，朝着旁边退开了一步。果然，那群修士们一拥而上，围在了副本入口前。就这么一下，不少人大呼小叫起来：“我去，真的出现了亚洲级副本！江哥牛掰啊！厉害！这个词我已经说妈了，怎么有这么恐怖的人啊？江哥，你是我偶像！亚洲级副本，3个多小时。”这个记录还有谁能打破？除了江疏雨本人以外，应该就没有人了吧？说着说着，众人泪眼花花地朝他看了过来。江疏雨有些受不了他们的表情，电光石火之间取出了秘境的传送符，立马触发。江哥撤了。他不打了吗？也许有事吧。散了。秘境出现在秘境之中的江疏雨顿时轻松不已。刚才那帮人的眼神看得他毛毛的，搞得他都没有心情复盘了。刚才脑海中一闪而过的那个想法，应该可以。不过一切都要等亡灵傀儡和魔法师们修复好再说了。他踱步朝里面走了进去。哼！百里千珏看到他的第一眼，脸色并不好看。江疏雨立马傻了眼，没搞懂百里奚的爷爷为什么这个态度。也许是嫌弃我拱了他家大白菜吧。自古以来，岳父看女婿都是不顺眼的，更何况看孙女婿。没事乖徒，不用管老头子，过来坐下吧。南辰星笑着伸出手，唤江疏雨到他那边。怎么样？普罗米修斯副本的亚洲级好不好打？有一点困难，师尊。而且徒儿得了3个奇怪的东西。哦？南辰星3人都挑起了眉头，一脸好奇。江疏雨取出了小提琴、火种花，还有知识宝石碎片。李靖眨眨眼睛，思考起来。3人都知道他是百科全书，乖巧地等待着他的下文。看来那个传说有一部分是对的，5大主神的碎片可以融合在一起，得到祝福宝石。南辰星和百里千珏也明白了，点点头。只有江疏雨一个人还在状况之外，不理解他说的是什么东西。看来传说中的秘宝就是祝福宝石了。南辰星接过江疏雨递来的茶水，为他解释起来。踏入3阶之时，可以用到祝福宝石，以提高第2次修炼之道升阶的几率，达到30%把握。江疏雨的眼睛睁大起来，看来这个东西是个好宝贝啊。只不过，听完师尊继续说下去后，江疏雨才明白，想要集齐5个碎片非常困难，还有2个副本并不经常现于人前。江疏雨低头思考起来，小子，你再辛苦几趟，多弄几个碎片出来。这是百里千珏今日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江疏雨何等通透，立马明白了这句话下面的意思。百里前辈放心，有我一份，就有西西一份。这句话简直说到百里千珏的心坎里了，突然觉得江疏雨顺眼许多。江疏雨弄出亚洲级副本的消息不胫而走，长翅膀般散播在了圣地之中。当然，傅燕慈知道了这个消息，他立马整队，带上了一群踏雪峰的人赶到副本大阵。那个传闻他也略知一二，所以他也打过好几次困难级普罗米修斯副本，可惜一个碎片都没有得到。准确来说，迄今为止，整个圣地之中没有一个人得到。据他爷爷傅继白推测，也许只有亚洲级副本才会出现碎片。现在他 LV44了，要是再升一级，就完全没有机会了。作为踏雪峰峰主的孙子，
已经有不少人把他当成了未来的接班人，所以他的话非常管用，立马召集了一批人，一整队12个人，最低的都有 LV42，而且每个人的装备精良，全都是绿级武装套装，准备了4个法修，每个人都穿了一个马甲，上面装了不少试管，用于放红蓝药，就是为了防止亚洲级副本对虚空收纳域的管制。不仅如此，傅燕慈还准备好了火刑符，只要有这个东西，火元素对他们的伤害至少能降低1半。好了，既然我们准备好了，那就一定要创下新纪录。出发！傅燕慈意气风发地抬起手，众人同时触发了传送符。嗡！副本大阵，一行人站在普罗米修斯副本前，面面相觑，不为其他，就因为那个辉煌亮眼的战绩实在太过可怕。3个小时半，这怎么打？咱们应该不能创下新纪录了吧？少峰主，咱们还打吗？傅燕慈的牙齿都快咬碎了。打！当然打，为什么不打？你们难道没有信心吗？我们级别高出他那么多，难道还比不过他？傅燕慈这番话也不知道是为了给自己打气，还是给众人打气。一行人消失在了副本入口前。秘境。此时蓝晨星3人已经被江疏宇的话给震惊住了。原来普罗米修斯副本还有另一个。普罗米修斯是不是很强？这个希腊之神到底是什么样的？谁知道呢？我们连希腊都没听说过。最后3人还是总结了一句话：这东西你还是收着吧，没准有一天你会找到真正的沉睡之地。江疏宇抿唇，他也知道没有人是万能的，只是想试试看师尊他们是否知道一点点信息。就算不知道也没事，他觉得他以后也会遇到的。现在当务之急是休养恢复，然后再去刷副本。想要得到3个知识宝石，可能需要再刷8次才行。姐姐那份也不能缺了。他留在了秘境之中入定，恢复完精神力后，他重新召唤出了13个亡灵傀儡补充，还有7个空位。入定约莫2个小时后，芥子空间之中的傀儡和魔法师已经修复完毕。师尊，我去打副本了。李大师，百里前辈，告辞。好，玩得开心啊！南辰星笑着摆手，送走了他。副本大阵，来到了普罗米修斯副本面前后，江疏宇惊奇地发现，他进入副本和刷新副本冷却时间的贡献值都打了1折，但其他副本的都没有变化。他挠挠头，百思不得其解。这是百里千诀给他的优惠，毕竟他还指望着这家伙给他的宝贝孙女打碎片呢。但他不可能主动拉下脸把这件事告诉江疏宇的。而江疏宇想不出所以然来，便选择放弃了。就在他正准备进去的时候，副本入口的气息突然紊乱起来，有人要出来了。江疏宇立马退让了一步，结果就看见了一群人浑身冒着火花，站在了副本入口前，而其中的法修们都还在连续不断丢着技能给队友进行治疗。为首之人傅燕慈脸色阴沉，他没有想到自己准备的这么充分，竟然都失败了，岂不是在说自己不如江疏宇？江疏宇一看到为首之人，一点好心情都没有，直接走了过去。麻烦让一让，副本大阵有规定，不得拦住别人。规定是规定，但他傅燕慈是那种乖乖遵守规定的人吗？他正盘坐在地上休息，才不管别人想不想打副本，连头也没抬。没看到小爷我在休息吗？滚去其他副本去。江疏宇的语气冷酷起来，看来有人是欠收拾了呀。傅燕慈拧起眉毛，不耐烦地抬头看去，耳朵聋了吗？你！他突然瞪大了眼睛，不自觉地咽了一口唾沫。要不是这小子背后有星尊，我一定找人搞死他。傅燕慈压住心中的愤恨，扭头道：我们让。江疏宇轻飘飘地收回了视线，向前走了过去，消失在了副本入口前。看他消失之后，傅燕慈没好气地吩咐身边的人：带了清晰符箓没有？带了。他的一个跟班立马取出了符箓，朝着副本入口丢去。结果就看到了亚洲级副本人数显示1。我倒要看看他才休息了2个小时，又能打出个什么花来。傅燕慈打定主意要看他的笑话，直接在旁边坐下继续休息。咱们再重新讨论一下作战方法。几人讨论之时，傅燕慈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副本入口前。他就不信了，那么恐怖的副本，他休息2个小时就能再打一次。江疏宇进入副本后，立马察觉到了副本的变化。虚空收纳域又不能用了，就连副本前半段的难度都高了许多。江疏宇这次只放出了4个亡灵傀儡，朝着森林之中奔跑而去。没过多久，他就从傀儡的视线中看到了他们已经变成了奔跑的火男，而不少泰坦正跟在他们的后面追着。之前在这片森林中花费了2个小时，这下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应该能快上许多。江疏宇暗自点头。亡灵傀儡继续奔跑着，朝着那座山奔跑而去，分别进入了4个洞穴。等他们进入洞穴之后，全都汇聚在了天坑之处。此时各种各样的泰坦全都汇集在了一起，还有一些战犬，这可是关键人物啊，没有他们根本用不了枯骨烂炸。江疏宇勾唇一笑，再次放出了20个亡灵傀儡，让他们将所有泰坦全部吸引过来，朝着自己跑来。进入了枯骨烂炸的之时，江疏宇立马让亡灵傀儡们围攻战犬，释放技能。砰砰砰，影子纠缠牵制着所有妖兽，他们根本没有办法逃离，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炸。整个副本之中爆炸声响了又响，妖兽们一片一片的死去。一道光柱从天而降，江疏宇终于升级了，终于 LV34了。他突然觉得自己卡在 LV33太久了，这个升级速度也太慢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追上姐姐。徐婉他们要是听到了他这句话，绝对要柠檬死。大哥，我们还在为了 LV24努力，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枯骨烂炸竟然升级了， LV4的枯骨烂炸范围和伤害都增加了不少，看来这次打副本又会轻松许多了。
江疏宇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笑道：“兄弟们，我们冲！”话音落下后，傀儡们一人扛了2个，跑向了洞穴之中。看到天坑的时候，直接跳下。咚！密密麻麻的脚步声响彻在天坑里，吸引了不少石兽的注意力。不等他们朝着傀儡们杀来，傀儡就已经先一步朝着石兽群里面跑去，丢出了他们扛着的战犬。就在死去的战犬飞到半空中之时，江疏宇丢出了技能，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比之前还要恐怖。石塔前的广场瞬间安静下来，傀儡们又扛起了石兽，朝着石塔之上跑去。江疏宇当即跟在后面跑酷，气喘吁吁地爬到了塔顶。这次竟然没有火种花了，难不成只有1朵？看来传说中的宝藏是我一个人的了。他的心情瞬间又好了不少，直接让亡灵傀儡把石兽丢向了那个火种。不好意思，你出现的时间实在太慢了。爆炸一声接着一声，还没等那个信徒出现，就已经被击杀。提示一闪而过，江疏宇记下了，还得了个绿级武装，不错，又可以卖钱了。但他的脚步不停，直接朝着脑海中的地图继续朝着一个方向走去。他现在是真的赶时间，如果不尽快把这个副本打通的话，他恐怕又要失去几个傀儡了。他走的那个方向有不少平铺的石砖，但石砖也是透明的，稍微一个不慎就会掉下去。但这些在他脑海中的地图早有标注，他心无旁骛地跑在前方领路，终于到达了刚才的那个空旷之地。咔咔，石棺终于出现了，但他不得不耐下心来等待，等待小煤球的出现。江疏宇心中焦灼无比，担心石兽尸骸的生命力继续流失下去。在看到小煤球跳出来的一瞬间，江疏宇利落的同时抛出影子纠缠和魂火。啊！小煤球惨叫一声，在半空中的身体被影子往下拽。鬼灵魔法师们瞬间出现，朝着小煤球丢出五彩斑斓的魔法。同一时刻，傀儡们也丢出了身上的石兽。砰砰！虽然小煤球很小，但爆炸的范围很大，想要把它囊括在其中应该没有问题。这一点江疏宇从来没有怀疑过。小煤球疼痛无比，差点被炸懵了，而且灵魂深处的疼痛让他恼怒无比。他将自己所有的技能全部丢出，但可惜江疏宇早有准备。116个亡灵傀儡飞到半空中，挥剑砍掉火球。江疏宇的面容淡然如水，结局早就注定好了，不是吗？得到小煤球死亡的提示后，江疏宇一直紧绷着的神经才真正的放松下来。这次没有一个傀儡消失，真好。既然116个傀儡就能解决一次副本，那就没有必要全部放出来了。他可以让他们轮班作战。又得到了一个碎片后，他哼着歌退出了副本。副本大阵中再次响起了钟声，众人对这次钟声早有预料，用脚趾头想都能猜得到是江疏宇又破纪录了。但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还是有不少人凑到了普罗修斯副本前。傅燕慈皱起了眉头，看向了副本入口。刚才讨论战术太专注，他都忘记关注这边了。等他带着人走到副本入口前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围在了这里。许多人说话的声音都没有压低，他很快清楚了来龙去脉。我就说嘛，江哥自己打下的记录也只有他本人才能打破。对，除了他自己，还有谁有机会啊？咱们保3争2得了，争第一。告辞告辞。估计接下来他还要继续刷副本，不停地更新自己的记录，这才是真正的天骄，永远挑战自己。江师弟也只能挑战自己了吧，都不给别人机会的。连 LV60的2阶修士他都能轻轻松松一挑7，咱们不配。傅燕慈越听越心惊，心中也突然涌起了莫名的悲哀。那个人为什么这么强？为什么自己就是不如他呢？过了一会儿，面板上才闪过了金光。1个小时，能不能再变态一点？应该能。江疏宇的身影刚出现在副本入口前，就又立马消失。江哥玩闪现啊？江师弟都不休息的吗？太卷了！我也要去打副本了，再见。不少人被这一幕刺激到了，纷纷告辞去找队友打副本。傅燕慈已经不想再听了，这帮人嘴里的江疏宇就是天之骄子，不可超越的存在。不管是谁，都在夸赞他。他失魂落魄地离开了此地，走到了他的队伍前，重重吐出一口浊气后，他才开口道：“我们回去吧。”不等别人触发传送符，他已经离开了此地。玄武圣地？什么？江师弟弄出了亚洲级普罗米修斯，太新奇了！要不我们也去打一下副本吧，没准可以拿到个第2呢。对，现在第2和第3都还没有人，咱们去赚个功勋点回来，现在就走。这样的讨论发生在圣地的各个地方，有的人甚至立马原地组好了队，朝着副本大阵赶去。许多人都抱着打破纪录赚功勋点的想法，更重要的是，谁都想知道传闻中的那个碎片是什么东西，到底有多神奇。就在圣地的弟子们热火朝天的朝着副本涌来的时候，江疏宇已经不断扫荡着副本，合成了第1枚知识宝石。紫色的宝石颜色深邃，蕴含着神奇的能量。如果再融合进其他主神副本的宝石碎片，就可以合成祝福宝石，不一定需要集齐5个。不过也可以单独使用，随机觉醒某种攻击抗性。后面几次刷副本，他都没有再打破新纪录了，所以副本大阵安静了许多。他一连扫荡副本，不断战斗，也觉得有一些疲惫，想要休息一下。就在他盘坐在副本大阵外的森林之中时，突然察觉到了一种气息。王级武装。江疏宇挑着眉毛，这些王级武装的气息太过浓郁，至少有10个。像百里奚身上也不过只有一个贪婪妖王之戒而已。这些人到了副本大阵之后，全场寂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气息，还有他们身上的衣服。那是神道峰的弟子。神道峰的人怎么会来这里？平时不都神神秘秘的吗？应该是来打副本的吧，不然我在圣地这么多年都还没有见过他们。神道峰是玄武圣地的最高存在，既神秘又强大，
几乎是所有弟子向往的地方，但也是梦想无法实现的地方。毕竟神道峰那么强，可不是随便让人进去的存在。西山灯、贪婪妖王之戒、妙音琴，有人在一旁数着他们身上的武装，越数越心惊，全都是王级武装啊！而且至少都是绿级，太可怕了。看来这帮人就是冲着普罗米修斯副本去的。王级武装十分难得，所需要的材料掉落率极低，但好处在可以附加技能或者有其他的作用。江疏宇将人们的讨论听在耳中，这才明白他开启了亚洲级副本对其他人来说有多强的吸引力。那一行人心无旁骛，径直走到了普罗米修斯副本，消失在入口前。没过多久，又有带着相似气息的一群人出现在了副本大阵中。圣贤峰也来了，怎么惊动了这么多天骄？待会儿昊天峰的人不会也来吧？怎么不能惊动？这三大峰的人要是能够闯下记录，好歹能赚一点功勋点啊！我看他们不是为了功勋点来的，而是为了那个传闻。对啊，我们怎么把那个传闻给忘了？不过他们不管再怎么比，战绩也不可能比江哥的夸张。看来这次三大峰只能争老二了，真是可惜。江疏宇入定的期间，没有一个人自讨没趣来打扰他。精神力全部恢复完毕后，江疏宇站了起来，继续刷副本。此时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那2个队伍都还没有出来，江疏宇也没管。可是等他出来的时候，排行榜上还是没有那2个大峰弟子的名字，第2、第3空空如也。江疏宇摸着下巴，要不我再给他们增加一点挑战的难度。想到就办，他转身进入副本之后，一些能不打的妖兽他直接不打了，迅速朝着副本的终点跑去。秘境，南辰星3人闲得无聊，便撺掇百里千诀把普罗米修斯亚洲级副本里面的情况给放出来，让大家看个乐子。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想知道神道峰和圣贤峰这次谁更快。圣贤峰不错呀，竟然比神道峰还要快一些。是啊，我记得他们进入副本的时候比较晚吧。南辰星悠哉打扇，你也不看看他们准备的是啥？免疫火元素不刚好针对这个副本吗？而且他们还都有冰水系的束修，准备很充分。李靖点点头，那又怎么样？反正都不如我的宝贝图。南辰星有些嘚瑟，另外2人无语的白了他一眼，然后就看见江疏宇也进了副本。这傻小子这么勤快啊？哼，可不是，都进来7次了，百里千诀都看腻了，就要把他的影像给关掉。百里，等等！李靖伸手拦住了他，小苗苗这次好像不大对劲。闻言，3个人都凝神看去。哈哈，不愧是我的宝贝徒弟，我后继有人啊！南辰星一拍腿，哈哈大笑。老南，我说你这宝贝徒弟也太狠了吧，一点也不给人留活路啊！李靖也笑着捋胡须，这不是应该的吗？那3大峰的弟子个个都目中无人，是该出现这么个狠角色了。南辰星笑得神秘兮兮，不然以后他去神道峰被欺负怎么办？什么？你竟然让你的徒儿去神道峰？百里千诀傻眼了，不明白他什么意思。你都是他师尊了，还有什么东西你教不了他？我当然不可能把我的宝贝徒弟拿给别人教。再说了，老怪物都已经有关门弟子了，也不能跟我抢，是不是？南辰星端起茶盏，品了一口茶后继续道：现在那儿的好东西也没多少，并不代表没有好东西了。此言一出，另外2人立马明白了他的用意。你是真腹黑啊！李靖如此客观点评，百里千诀也十分认同的用力点头。影像之中的江疏宇已经跑到了石塔顶端，遇到了还未成型的普罗米修斯信徒。只见江疏宇直接让亡灵傀儡们朝着石兽砍去，立马使出枯骨烂炸和影子纠缠，整个影像都被炸得震荡起来。江疏宇却一刻不停地让亡灵傀儡们扛着死掉的石兽跟着他朝一个方向跑去。副本大阵，咚咚咚，一连3道钟声响过，大家都有一种预感，是僵尸帝吧？不确定，但十有八九是。要不你们谁去看看？我还在等队员呢。我去吧，正好我这就差个法修，比较难等，你们帮我看着牌子。好。过了许久，跑进大阵的那个人始终不见回来。怎么去了那么久还不回来？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吧？要不我们还是亲自过去一趟吧，总感觉眼皮跳得慌。如此一来，大阵之外的空地又多出了一大片。我，你别说话，等我静静。真的见了鬼了，整个副本的距离跑下来至少也是半个小时吧。我猜江哥他就是跑过来的，所以才能把新纪录打成这样。除了这个众人再也想不出他是怎么打的副本了。然而事实就是如此。江疏宇再次闪现在众人眼前，又进了副本。这样跑一趟下来，虽然有20%的经验会损耗，但时长足足降低了一半，对于江疏宇来说是一件十分划算的买卖。秘境，3人都被他这个速度惊呆了。别人是去打副本，江疏宇像是从里面跑了一圈出来的。你当锻炼身体呢？更何况另外2个大峰的弟子还在累死累活的在副本中挣扎。这个臭小子也不知道得为师低调一点。李靖白了他一眼，你摸着良心问问你自己，你低调吗？我看整个圣地里最风骚的就是你了。他心中腹诽。百里千诀倒是直言不讳，不知道是谁，每次一做一点小成就，恨不得让整个苍穹域的人都知道。谁没有年轻的时候啊？少年人不就该意气风发？南辰星的狐狸尾巴恨不得翘起来。话说你这个乖驼是真的狠，待会儿神道峰和圣贤峰的弟子该如何自处？李靖突然操心起来，有些人就受不得打击。哼，该如何自处就如何自处啊，难不成还要江疏宇特意找他们道歉？百里千诀平日里最看不惯那些受一点打击就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人，冷哼一声。话说江疏宇的技能也许很适合在 LV42的灵蛇山副本历练，在那儿他
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爆炸技能，只要到了 LV36就可以。白脸，这些都不用你操心了，老南这家伙已经想好了。李靖嘿嘿笑道，到时候他要让那小子去那个地方。什么？虽然我有些不爽江疏雨，但你也不能这么霍霍你的徒弟啊。百里千珏急了眼，站起身来，你当时都是踏入2阶后才去的，这小子现在才多少级啊？哎呀，老千，放心吧，那傻小子死不了。哼，死不死得了，又不是你能控制的，随你，反正你是他师傅，死了也有你兜着。那肯定，好歹我也是用了一花给他坏命的人。江疏雨对他们这边的事情全然不知，继续刷着副本，所到之处狂轰滥炸。没过多久，副本大阵中又有钟声响起。这一日，众人已经听了太多遍钟声了，已经到达了麻木无感的边缘。有点差距的时候还能嫉妒，但差距太大的时候就只有羡慕了。比之前快了2分钟。神道峰和圣贤峰的人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哭死。不知道，我就是为了这事才没有去打副本的。现在众人的乐趣已经放在了打赌2大峰的人出来看到江疏雨的战绩时会不会哭。没过多久，副本入口的涡流迅速转动起来，2拨人马同时出现在了入口之前。看到对方之时，2个不同阵营都你瞪我，我瞪你，势同水火。圣贤峰的领头人杜涵突然一脸笑意，不好意思啊，师兄，看来这一场是我们赢了呢。我们这一队可是在你们后头进去的。神道峰的人听到这句话后表情古怪，但谁都没有理会他。时珍，你不会是没有气量，不敢跟我比吧？哼，输赢乃兵家常事，我可不会因为一件小事而沾沾自喜，孤芳自赏半天。时珍抱着胳膊没有理他，更何况我们在正式进入副本之前可是等着你们呢，谁的排名在前头可真不好说。杜涵瞬间僵住了脸，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圣贤峰的战绩恐怕真的不如他们的好。哼，是骡子是马立马就见分晓。杜涵说着抬头看去，浑身突然僵硬住了。时珍注意到他的不对劲，也抬头看去，瞬间石化。不止2人，他们身后的弟子同样也是。他们进副本之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排行榜，此时突然觉得懊悔，意识到自己的夜郎自大。江疏雨一个人凭借着 LV34 的战力，只用了半个多小时还拿到了第一。但他们这帮人最菜的都是 LV42，而且还带了不少王级武装，配置可谓齐全又强大。没过多久，他们的战绩就浮现出来。虽然时珍他们这一批人不过是神道峰的第2梯队，但还是稳稳压在了圣贤峰第1梯队上面。4个小时半，神道峰只比圣贤峰快了几秒，但时珍全然没有赢了死对头的喜悦，因为第一的战绩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心头。江疏雨这个名字现在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年这一批新弟子中的大陆首席最年轻的青文士官，但凡他参加的修士大会项目全部都是第一，更是在天骄战中闯过了第5关，一人单挑7位 LV60出自军营的2阶修士，还是全数修。即便他们出身是3大峰，在他面前也变得黯然失色起来。毕竟他们连闯第3关都费劲，高下立见分晓。也许有人说这只是天赋差距，但身为天之骄子的他们清清楚楚的明白，就算是同样的天赋，在不同的努力程度下，再强的天赋都没有屁用。所以江疏雨此人不但天赋强大，而且还十分刻苦，比谁都要努力。杜涵也心惊起来，没有心思再和时珍争个高下，更何况他们这一轮副本打下来，谁都累得要命，不可能立马再进去打第2次。我们回去吧。时珍的语气听起来十分平静，但谁都知道他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而杜涵也是随意的摆摆手，咱们走吧。傲骨受挫，尤其还是大峰弟子，他们想要进行心理建设，不知道还需要花多少时间。他们受到的打击挺大的呀。废话，如果你是他们，估计也差不多。前半生都骄傲无比，突然遇到这么个强大的后生，任谁都觉得打击大吧。不，像我这种从进入圣地一直废柴到现在的，就不觉得有打击。确实符合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嘿，你们这是怎么说话呢？此时不管是内门弟子还是普通弟子，战线竟然出奇的一致。看到大峰弟子受到打击，他们竟然觉得与有荣焉。江疏雨一直刷副本，越刷越上瘾，并不知道他在圣地弟子之中的声望水涨船高，而且他每次一出来就闪现进了副本，根本没有时间想起来去看那2大峰弟子的战绩。反正战绩再好也不如我的。江疏雨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也懒得看。更何况现在进入副本价格是1折，他得抓紧时间刷副本，万一价格突然又涨回去了怎么办？而且很快他就能升到 LV36了。他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因为师尊跟他说了，因为他在修士大会的表现特殊，不需要稳固级别，只要达到36就可以拜入神道峰。他不断闪现在副本入口前，看得不少人佩服连连。江师弟的毅力真可怕啊！我都不记得他刷了多少次副本了。我记得，我一直盯着这个副本呢。江师弟刷了10遍了，不愧是我江哥，太厉害了！也不看看那是谁，那可是大陆首席啊！反正要我一直刷一个副本，我肯定会吐的。你的关注点不对，对于江师弟来说，只用刷半个小时就能把整个亚洲级副本打穿，省时省力，还有不少经验值，很赚啊！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人，得到的东西不需要分给别人。有人补充道。江疏雨再次出现在副本入口前时，已经 LV35了。到了他这个境界，1天升2级，是别人想都不敢想的，1个月升1级就不错了。而他的芥子空间再度充盈起来，亡灵傀儡满满当当，一种疲惫感袭来，他忍不住打起了哈欠。不行了，我必须休息了，再不休息，恐怕打着打着就睡着了。
他摇摇头，想把自己的脑袋甩清醒，然后走到了一片空的盘坐下来。刚才一直刷副本的感觉太上头了，感觉像游戏上瘾一样，不行，以后还是得控制一下，万一遇到紧急事故就不好了。在修真界中做任何事都需要防患于未然。他一边准备入定，一边听着周围弟子们的八卦，无一不是在谈论刚才那2个大疯的弟子。渐渐的，他沉下了心神，沉浸在入定状态中。江疏雨，江兄，熟悉的声音响起，江疏雨睁开了眼睛，站起身来。你们怎么来了？打副本？对啊，刚好看到你就过来了。徐婉和安慧、江策3人站在一起，笑盈盈地看着他。恭喜江兄了，竟然一连夺魁，还拿下了天骄战的头名。江策一板一眼地说着，眼底有些羡慕。对，恭喜啊！徐婉和安慧也想起此事来，跟他道贺。谢谢。江疏雨笑笑，话说我都没看见你们，你们成绩如何？说到这里，3人的面色顿时一苦，齐齐叹气。哎，别提了，我们3个就是废柴，在一开始的淘汰赛里，我们就被踢出来了。没办法，实力不济，我等只能下次来过。江策比较乐观，已经做好了再次挑战的准备。江疏雨拍了下他的肩膀，肯定道：没错，吾辈修士就应当越战越勇。都 LV25 了，不错嘛。他注意到3人的等级，夸赞了一句。在同一期修士里，这3人应该也算卷的了，不然也不会那么快达到 LV25。不过江疏雨可是记得一件事，荒芜雪原不知道卡了多少人，就因为需要40个人的战力才能把副本吃下来。既然刚好遇到了，你们级别也够，那咱们现在就去荒芜雪原吧。3人的眼睛立马亮了起来，他们正愁这个任务过不了呢，差点忘记了还有江疏雨这个大杀神在。好啊好啊，徐婉一口答应下来。那就劳烦江兄了。安慧和江策也不矫情，江疏雨带39个人刷副本的事情他们还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当他们3人看到了副本入口前的排行榜后，还是沉默了。这些天他们刷了不少副本，都有江疏雨一个人单挑的战绩，但亲眼看到荒芜雪原这个团队副本的战绩时，还是有一种不真实感。江疏雨废话不多说，直接带着3人进入。在进入荒芜雪原的瞬间，江疏雨忍不住抖了一下。之前在普罗米修斯副本里炽热无比，现在他是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冰火两重天，也不知道到时候太阳神阿波罗的会不会更热。江疏雨大手一挥，260个亡灵傀儡直接出现。天哪，你的傀儡竟然有这么多了！徐婉惊讶的捂住了小嘴。江疏雨轻笑起来，士别3日，定当刮目相看啊！傀儡们一路向前跑去，边跑边杀妖兽，3人也跟在他后头一直跑。江策跑了好一会儿后，才试探开口：江兄，你平时打副本都是这样的吗？可是轮到江疏雨惊讶了，你不觉得这样很省时间吗？省是省时间了，但是江策犹犹豫豫的没有说下去。倒是安慧体贴的补充道：但是我们的实力没有那么强啊。徐婉早就没有要和江疏雨比较的意思了，神秘兮兮的笑道：你们不会忘记了江疏雨还有那招吧？哪一招？安慧和江策疑惑的看向他。砰！徐婉学了一声爆炸声，2人恍然大悟，那一个爆炸的威力十分巨大，震耳欲聋，确实是群杀妖兽的必备技能，可惜他们无法拥有。一连穿炸了好几波妖兽之后，江疏雨再次看到了那片熟悉的蓝色小枝桠，他差点感动得热泪盈眶。以前他不知道刷了好多次副本，就是为了找雪灵果，没想到这次偶然间竟然出现了。但是他现在很不巧，并没有什么技能需要练习升级，只能等到他 LV36 学了新技能以后再说了。这个雪灵果可以用来练习技能，一直补充精神力，吃下后恢复的速度非常快。正好你们现在的技能等级应该还有许多需要升的吧？你们就在此处等我，好好练习技能，我先进去一趟。而且雪灵果很难得，我之前不知道带人刷了多少次副本，也才遇到2次而已。3人听了江疏雨的介绍之后，哪里还不明白这是个好宝贝，当即乖巧点头。江疏雨放下心来，直接让亡灵傀儡朝前面继续跑去，准备找到雪原虫后。3人立马摘下果子服用，开始练习技能。没过多久，他们的经验值就哗啦啦的上涨。江策忍不住感慨，如果以后我每次升级能像这样该多好。在胡思乱想什么呢？虽然升级很重要，但是自身实力也不能拉下。安慧嗔怪了他一眼，慧慧说的没错，如果不提升自己的实力，遇到同级别的修士，我们也许都打不过。徐婉点头，一边练习技能一边继续说，你们看军营里的修士为何实力都比同级的高，就是因为一直保持练习，随时在边关杀敌。江策悠悠叹了一口气，我也就是想想而已，要是我真的什么都不做，整天躺着升级，恐怕会被我家里那几个老头给打死。3人继续勤勤恳恳地练习起来，不断增加着技能熟练度。不知过了多久，江疏雨从虫穴之中走出，一脸尴尬，精神力不够用了，你们继续。江疏雨直接拔了一株蓝色小枝桠放进虚空收纳玉，打算一会儿边炸边吃。他刚才炸得太开心了，都没有等到双毛虫完全聚集在一起，就一番狂轰滥炸。有了这一株雪灵果后，他更加肆无忌惮地炸起来。虫穴之中的爆炸声继续时不时地传出来，督促着3人更加勤奋地练习技能。3个多小时后，江疏雨终于把整个虫穴都解决完了，走了出来。哟，竟然才用了一半！江疏雨看到雪灵果的瞬间，忍不住脱口而出，遭受到了3记飞眼。江兄，我们已经很快了，别打击我们了。就是啊，江疏雨，你快在旁边歇着，我们尽快。江疏雨轻咳2声，在一旁盘坐起来，入定等待。终于，等3人把所有雪灵果吃完后，江疏雨再次带着3人进发。在冰雪九尾狐倒下的时候，3人都收到了任务完成的消息。为什么黄级妖兽在你面前像个小鸡仔一样？
徐婉纳闷，这不是很正常吗？哪里像小鸡仔了？江疏雨不解，江兄，九尾狐在你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这还不像小鸡仔啊？江策幽怨的眼神飘了过来，江疏雨哈哈大笑，好吧，像。既然你们任务完成了，那我也告辞了，还要继续历练，有需要再联系我。徐婉三人也笑道，谢谢。江疏雨转身又去了普罗米修斯副本，他真的变了许多，更加开朗了。徐婉看着他的背影，喃喃道，这肯定是因为他身旁的那个姑娘。那个百里奚。江策笑道，也许是吧，那姑娘找到我师兄，真有福气。江疏雨继续刷起了副本，一场下来浑身大汗。正当他再次进去的时候，遇见了老熟人林师姐，你要来赚贡献值了。江师弟，我是特意在这里等你的。林景莞尔一笑，我有个不情之请，想问问你能不能把碎片卖给我，我知道这很为难，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也不会强求。江疏雨沉默了一会儿，不行，卖给你就算了。好吧，谢谢。还没等林景说完话，眼前就多出了一枚紫色的宝石，送给你倒是可以，师姐你收下吧。林景听到这话，惊讶地捂住了嘴巴，送给我。江疏雨肯定点头，对他而言不过是将近3个小时的功夫罢了，算不得什么稀罕物。但是他忘记了，就连三大峰的弟子组成了12人的队伍，累死累活打将近5个小时才能得到一枚碎片，更何况还是5枚碎片合成的宝石。师姐别发呆了，师弟我还指望着你以后多卖点凝圣果给我呢。江疏雨见他不说话，直接把宝石塞进了他怀里，转身进入副本。看着他进入副本后，林景低下头摩挲着手中的宝石，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秘境，老南，海棠秘境找到了，我已经锁定了一个不太容易发现的坐标。李靖沉声道，瞳孔里是无尽的岁月和苍茫，谁也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而他手中的塔也在层层飞速转动着。厉害啊，靖哥哥，只要能找到就好。南辰星立马猛夸起来，停，赶紧打住，有一点我得事先说明，就算我锁定的坐标不太容易发现，但也有一定性的危险。李靖忍住嘴边的笑意，跟他解释起来，哎，有危险才有机遇不是吗？南辰星一边笑着，一边把玩着手里的乌木手串，这是他的武装之一，有机遇是没错，可是也要有命才行。李靖的眉头锁在一起，别担心了，他不是还有一条命吗？我可是他师尊，会害他吗？李靖摇头，这肯定不会，就是想到某人当年差点死在里面，有点唏嘘罢了。老李，你就不能说我点好？成天抖我黑历史，小苗苗要是知道了就不尊敬我了怎么办？南辰星哈哈大笑，只见李靖撇撇嘴，得了吧，那小子估计打心底里把你当偶像呢，我还没老眼昏花到那个程度。啧，你是在跟我炫耀是不是？李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看向了南辰星，哈哈，被你发现了。南辰星笑了一会儿，立马正色道，你放心吧，那孩子同不同意我会征求他的意见的，他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南辰星肯定无比，到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你可不能错漏任何一个危险的细节，把小苗苗骗了去。李靖此时更像江疏雨的师尊，就担心他受到一点伤害，毕竟他是一个人，不是为你填补遗憾的工具。江疏雨喃喃开口，已经刷了25次了，小煤球已经被杀了25次，现在他的虚空收纳玉里已经有了4枚宝石，终于升级了。江疏雨有些激动，果然按照他的推断踏入了 LV36， 现在他的技能强度全都翻了40倍，召唤生灵全都进化到了绿级，而这最后一次刷副本，他的速度拿捏到了极致，最终定格在了30分，因为他以后恐怕不会再来普罗米修斯副本了。怎么了？这次的战绩有什么不一样吗？战绩倒没什么不一样，就是他又升级了。什么？又升级了 ？LV36，这一天一夜他几乎不眠不休，除了打副本就是在入定。升级这么快，理应如此。人比人气死人，不要试图和这种天骄比较，咱们又不能一个人刷副本。玄武商会，江疏雨来到了这里，把普罗米修斯副本里他不需要的黄级绿级武装全都卖了，留下了一点好玩的东西。而百里奚不在，他也懒得去寄卖，直接抛售。这一批交易下来，他得到了3亿灵石，再加上他现在的贡献值有50多万，根本不怕穷的。他直接杀到了商会售卖区域，花掉2000万灵石买上了200份初级功法卷轴，再零零碎碎的采买了一些清晰符箓、寻踪符箓等等。这样一来，也还剩下4亿多灵石。正在他纠结下一步该去哪里的时候，玉姐那边有消息传来。精神力探入之后，南辰星的声音就响了起来：“乖徒儿，你现在是不是到 LV36 了？”“是的，师尊。”那边的南辰星一拍大腿：“成，那就来找为师吧。”疏雨拜见师尊，见过李大师、百里前辈。江疏雨一一行完礼后，熟练坐到了泡茶的位置。不错嘛，不愧是我徒弟，升级真快。南辰星毫不客气地往自己脸上贴金，结果却遭受到了李靖的无情嘲讽。有些人爱说大话过头了，自己升级速度什么样，心里不清楚吗？江疏雨忍着笑意，装作没听见。南辰星撇着嘴巴：“靖哥哥，我说你就不能给我点面子吗？每次都这样，我怎么样了？我刚才可没说小苗苗2天的进度是你以前大半个月的进度啊！你这不就说了，故意，绝对是故意的。”南辰星愤愤不已，扭头过来看向了江疏雨：“乖徒儿，你现在精神力是满的吗？”江疏雨乖巧点头，刚补充满。那就好，现在就开始使用功法卷轴吧。南辰星哈哈大笑，江疏雨立马点头，取出了一大堆功法卷轴。等他抬眼看过去时，才发现师尊面前也有一大堆功法卷轴，两人面面相觑。
南辰星僵硬的开口：“乖徒儿，你怎么有这么多卷轴？这不是级别到了吗？就去买了一点。”哈哈哈哈！秘境之中突然爆发出了狂浪的笑声，是李靖和百里千诀。二人毫不客气的笑起来，南辰星的脸色肉眼可见的黑了起来。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这么过分？笑得够久了吧？谁让你准备卷轴都不跟徒弟打声招呼？笑死我了！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当师尊的呢。百里千诀搓着自己的络腮胡，想要恢复一下表情。李靖也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人家是当徒弟没出师，你是当师尊没出师啊？百里千诀捧着腹部，臭小子，干脆你来当我的徒弟好了。这家伙太年轻，经验不足，老夫有的是经验，而且当了老夫的徒弟，不就可以经常看见西西了吗？啊呸！老匹夫，在我面前你竟然说出这种话来！南辰星一巴掌拍在了江疏雨的肩膀上，别怕，乖徒儿，要是以后这个老匹夫不同意你和西西在一起，为师就去帮你抢媳妇儿。嘿，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信不信我把你的秘境给掀了？两人斗起嘴来，李靖满脸黑线，不许吵了，小苗苗还在这里呢。斗嘴的二人瞬间沉默下来，抱着胳膊谁也不理谁。李靖无奈地扶着额头，问起江疏雨来：“小苗苗，你这一小堆有多少个？200个，不够吗？”确实不太够，但是加上你师尊的那堆，应该差不多。话音刚落，南辰星大手一挥，就把他面前的那一座小山移到了江疏雨面前。乖徒儿，为师给你准备了1000个，不够再补。江疏雨眨巴着眼睛，不需要这么多吧？不多不多，想要把技能学满，这还差了108000里呢。而且你的修炼之道特殊，只能通过这个方法学。南辰星摇着扇子，一脸悠闲。而且越到后面觉醒越难，再怎么多准备都不为过。弟子明白了。对了，现在有几个技能？6段甲、亡灵傀儡、鬼灵魔法师、隐遁、枯骨烂炸、影子纠缠，6个，还挺多。那你直接20分用吧。为师有得事，给你殿后，大胆用。是。江疏雨抱拳行礼后，开始用精神力去触发眼前的这一堆功法卷轴。没有，有了。江疏雨突然被一个光团包裹起来，那道金色的光芒上面有好几个线条，看起来十分坚固。像他以前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枚武器。御盾 LV1 被动技能，目标对使用者及召唤生灵的物理伤害减免10%。南辰星三人面带期待，好奇地看着他。怎么样？江疏雨面容如水，是个减免物理伤害的被动技能，对我和我的召唤生灵都有用，听起来还不赖。继续。是。江疏雨也有些激动，不知道能不能抽到反控制的技能。那样的话，以后他的亡灵傀儡就不怕被控制了，不然老是召唤出一批吃瓜群众来，他看了又心疼又气愤，关键还无能为力。江疏雨的精神力急速下降，李靖手指一伸，就有一道灵气打来，落在了他身上，让他的精神力迅速回升。没有，还是没有，一连几百张下来都没有什么收获。但江疏雨早就练就了平常心，倒也不着急。终于，千仞鬼域 LV1，使用者方圆1米内形成领域千仞，敌人所受伤害增加1%，持续1分钟。此时，江疏雨被一片紫色的区域笼罩着，千仞鬼域的气息，就连南辰星这3位神话修士感到心惊不已。这小子要逆天啊！光是1级就有这么恐怖的气息。恐怕级别上来后会更恐怖。南辰星三人不由感慨。等紫色的浓雾散去后，江疏雨就被三人不断盯着看，等待着他的下文。这次是一个领域技能，在范围内敌人受到的伤害会增加。三人恍然大悟，这个技能果然可怕。南辰星点点头，乖徒儿，这次你每次使用100张吧，毕竟几率在降低。江疏雨一连开了3、4次后都没有什么效果，南辰星蹙着眉头，直接用200个吧。是，师尊。江疏雨直接使用了最后200个功法卷轴后，原本还出现了一道黑色的雾气，让4人欣喜不已。结果，那雾气眼睁睁的逐渐变得透明。哎，又没有。南辰星叹了口气，另外2人也没说什么，但表情都有一些惋惜。江疏雨原本也是这样想的，就在他有一点点小失落的时候，他突然觉察到了一股锐利的气息。成功了！只见透明的雾气逐渐凝实起来，化为了一道道飞刃，在他的眼前划过好几个剑气。但很快，这些剑气立马消失了。南辰星三人抬眼，什么？江疏雨轻笑，一手抬起，身后出现了40道银黑色的飞刃。师尊，我打哪里？就打那一片竹林吧。江疏雨立马将这些飞刃朝着身侧的一片竹林丢去。樱木刃 LV1 直接攻击敌人，数量和威力与使用者的等级与精神力成正比，是个纯攻击技能。南辰星直接傻了眼，他本来以为这技能才1级，不会对竹林造成什么伤害，结果那一片竹林动。但他是师尊，总不能让自己的徒弟赔吧？而且还是自己让他打的。好家伙，这一招挺强。心疼归心疼，该夸还得夸。李靖最明白他的心思，啼笑皆非。是啊，一个飞刃就有 LV36 传说法师全套绿级装备最强1级的火球威力了，难怪这么夸张。那以后要是升级还得了，这孩子的天赋好啊，有增幅呢。百里千诀就是法师最懂这1级的威力，他讷讷道确实是个不错的技能。江疏雨肯定点头，他心里最清楚，如果不是有全技能加成的话，他现在只能使用一道飞刃而已。师尊，徒儿接下来怎么办？江疏雨看向南辰星，等待他的下一步指示。老李，辛苦你给我乖徒儿测一下，看看他还差多少个技能没学。江疏雨眨巴着眼睛，眼底都是惊讶，这个居然也能测吗？不等李靖回答，他就赶紧行礼，劳烦李大师了。毕竟是神话修士，
有什么样的手段都不奇怪吧。所以现在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先答应下来。李靖摆摆手，笑了下，坐好，放轻松。待江疏雨坐好之后，他的指尖丢出一道灵气，探入了江疏雨的眉心。奇怪，只能感觉差1、2个，但具体的测不出来。李靖拧起了眉毛。蓝晨星第一次见李靖如此不确定一件事，所以也没有办法。他也知道他这个乖徒弟与常人不同。看到江疏雨有些担忧的眼神，他安慰道：“没事，乖徒儿，而是记得你还有2个新功法卷轴来着，直接用吧。”是。江疏雨松了一口气，反正李大师说只差1、2个了，用掉2个应该刚刚好。他取出一个卷轴后，直接丢出精神力去激活，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卷轴都还没有飘起来，依旧安安稳稳地放在桌子上。蓝晨星这才意识到自己没有提前说，他扶着额头，精神力再多一点，这玩意儿不好开。江疏雨恍然大悟，点点头。再次尝试之后，果然有了动静。江疏雨被眼前的一幕给吸引了，那是来自沙场的气息。亡灵傀儡和鬼灵魔法师们都被一道精气指引，走到了一人面前。那人手里有一把巨剑，稳稳地插在地面上，面容一团漆黑，根本看不清。江疏雨试图用精神力去看，却只看到了2字：黄泉。召唤黄泉元帅 LV1，召唤出一位黄泉元帅，可统领亡灵傀儡和鬼灵魔法师，结成黄泉军队。军队数目与技能等级相关，军队不使用芥子空间容量，由黄泉元帅管辖。黄泉军队灵石。师尊，弟子好像觉醒了一个有点可怕的技能。江疏雨说话磕磕绊绊的，差点没咬到自己的舌头。你小子一向不崩于泰山，怎么如此失态？快说来听听。蓝晨星3人大袖一挥，端坐起来。什么？你没有在开玩笑吧？这个技能何止可怕，世间罕有啊！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3人听完后，表情古怪不已。如果他们有了这个技能，同样也会失态。1级的黄泉元帅就可以统领10个召唤生灵，那36级不就是360个？再加上军队可以集结10个，3600个。江疏雨的召唤生灵本来就强的可怕，如果有3600个，岂不是横扫大陆？乖徒儿，弄一个出来给为师看看。蓝晨星摩拳擦掌，想要观摩一下黄泉元帅究竟是何等人物。江疏雨点点头，眼巴巴地看向了李靖。李靖还傻了几秒，才反应过来，哦，懂了，精神力不够对不对？他直接运转起玄武塔，给江疏雨补充精神力。多谢李大师。虽然他现在有称号打折，使用技能时消耗减半，可是黄泉元帅一个也要5000，他的精神力满时不过7200，顶不住啊。嗡！几人周身的空气震动起，频率异常高，4人皆眉头一挑。忽然天地色变，秘境之中的天气和外面同步。蓝晨星并没有刻意改变，所以也就见到了这一幕。狂风大作，雨雪交加，雷电闪烁。几人眼前有一个石桥搭了起来，上面写着奈何桥。一个身影渐渐从桥的另一端出现，缓步朝着4人走来。那位元帅和江疏雨刚才从场景之中看到的一模一样，气息十分凝实，强大非常，但他的脸却是一团黑，完全看不见面容。巨剑起码也有3米高，更不用说元帅本人几乎接近4米了。江疏雨怀揣着好奇，精神力触发在了黄泉元帅身上，就看见了他除了防御肉身是2000之外，另外3个属性全部都只有40，而且他看到的还是增幅过后的数据。蓝晨星3人看见的就是1了，3人差点没喷出一口血来。不是，花这么大半天的功夫就这么菜，这丢去和3岁小孩打也打不过吧？蓝晨星和百里千诀直接吐槽起来。李靖却淡定无比，冷静冷静，你们还没看技能呢。哦对，蓝晨星、百里千诀连同江疏雨在内，立马调整情绪，看向他的技能。和他之前在边关见过的战场元帅一样，黄泉元帅虽然不能打，但是可以进行全体增幅、全体净化和全体治疗。蓝晨星3人见多识广，哪里还不明白这3个技能的作用？顿时羡慕的异口同声，吐出一口国粹。这不就像带着一个战场元帅吗？而且还不需要人力物力财力培养，就是个技能。看来你小子的召唤生灵不怕被控制了。3人客观点评。你看我做什么？我脸上有花。蓝晨星笑眯眯地看着百里千诀，还故作害羞地摸了一把自己的脸。带，好歹也是几十岁的人了，能不能要点脸？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没听说过吗？哼，知道你羡慕我有这么优秀的徒儿，但你也别太羡慕。李靖选择无视了这2个幼稚鬼，直接给江疏雨补充好精神力。不管他们，继续觉醒吧。是，李大师。江疏雨沉下心神，将精神力全部探入了卷轴之中。卷轴浮到了空中，哗，卷轴破碎开来，什么也没有发生。江疏雨肉眼可见的失落起来。蓝晨星大手一挥，拍在了江疏雨的肩膀上。不必沮丧，乖徒儿，这不正好说明你的初级技能全都学完了吗？对，是徒儿愚钝了。江疏雨立马恢复好了心情，调整好状态。乖徒儿，你现在有什么计划没有？计划？江疏雨有些迷茫，不是等着做师尊您给我的任务吗？您难道没有要交代的？这正是为师想交代的，如果你有安排的话，可以先去，这个任务时间比较长。江疏雨了然，徒儿想去荒芜雪原用雪灵果练技能，不然以后级别上去就进不去了。这，蓝晨星低头思考起来，也不用这么急吧，反正就算你现在练上来了，以后也要练。百里千诀和李靖也点头，是啊，反正技能也一直要练的，不用急于这朝夕。江疏雨纠结再三，决定还是坦白了，其实我的修炼之道还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3人疑惑地看向他，没有说话。可只要我的技能等级和我的等级一样之后，
以后每次升级技能都会跟着升级了，不需要再练习熟练度。三人哑然。李靖苦笑一声，真是个了不得的修炼之道啊！但战斗狂人南辰星和百里千诀就没那么释然了，自己累死累活增加技能熟练度，还不如人家的修炼之道专属天赋。乖徒儿，你去吧，别管为师了。南辰星说这话的瞬间，江疏雨好像看到了他周身都有雪花飘落。百里千诀也在一旁摇头叹息，怎么突然觉得你更加碍眼了？真不想看到你。羡慕、嫉妒、恨、酸，复杂的情绪在二人心头涌起。李靖差点没笑出声来。你先去练吧，练好了再找你师尊，到时候再跟你细说。是，李大师。师尊，百里前辈，那我先走了，您二位慢慢喝茶。江疏雨离开秘境后，直接到了副本大阵。荒芜雪原的副本也变成了一折，一进一出只需要300贡献值。江疏雨隐隐约约猜到了这是3位大佬之一的手笔。既然如此，他就不客气了。现在他级别到了，立马换上了之前从墨龙副本打来的墨龙套装，此处修订为绿阶。红 LV1-11 橙 LV12-23 黄 LV24-35 绿 LV36-59青 LV60-71 蓝 LV72-95紫神话阶 LV96 以上。这次进入副本主要是为了找果子，而不是为了经验值，所以一切从简。亡灵傀儡他只带了20个，方便解决路上的妖兽。然后他一路跑向了虫穴入口，看到没有雪灵果后，就当机立断退出副本，重新进入。他一直不断在雪原副本入口前闪现，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我江哥这是在找雪灵果，十有八九是了，不然干嘛一直进进出出的？啧，看得我好羡慕啊！这一进一出就是好几千贡献值啊，一连10几趟下来都一无所获。饶是江疏雨现在体力爆棚，每次跑到虫穴都要花上大半个小时，半天下来也累得不行。终于，在他想跑完最后一趟出去好好休息的时候，雪灵果出现了，真是找得好辛苦啊！江疏雨立马召唤出亡灵傀儡，让他们清理周边的妖兽，然后稳稳当当站在正中间，开始练习技能。樱木刃花费的精神力极低，每次只需要5点，江疏雨自然选择优先练习它。这个技能的威力如何，他刚才在秘境中已经看到了，只要练好了，以后他都不用使剑，远程攻击就行。等他练完1级以后，整个众穴的山都已经遍体鳞伤，山石都差点崩碎了。江疏雨突然想起来，自己现在在山脚下，可不能继续这么玩。江疏雨稍微思索了一下，就朝天空继续释放着技能。虽然打不到东西，但是熟练度还是一样增加的。就这样，江疏雨沉浸在了练习技能的世界中。江哥找到雪灵果了吧？应该是，不然江师弟怎么会这么久都还没出来？咱们这样是不是有点无聊？专门在副本入口前等着他，不无聊啊。反正练级也没人家快，还不如在这里看个乐子，卖消息，挣点贡献值。有道理，兄台和我果然是同道中人。不，咱们不是。江疏雨在我心里是我江哥，但在你心里却还是小师弟。3万贡献值换来一次练习技能的机会，真奢侈。江疏雨找到雪灵果的消息没多久就传遍了圣地。踏雪峰，可恶，竟然让这个臭小子这么好运找到了雪灵果。傅燕慈一拍桌子，眼里的嫉妒都快飘了出来。等踏入2阶之后，我看你是否还像现在这么嚣张。但愿你不会跌下神坛吧。哼，他现在就是一大颗酸葡萄，咬定了江疏雨不会一直这么强下去。敢跟我抢女人，你小子还嫩着呢。上一次的丢人他历历在目，总有一天他要把仇报回来。灵植堂，哥哥，你看，这就是传说中的知识宝石了，就是知识碎片凝成的东西。林景把紫色的宝石取了出来放在手中，然后递给对面的一个男子。这是从普罗米修斯副本中获得的，而且看样子还要集齐5个副本的碎片才可以获得祝福宝石。男子轻轻颔首，看来这和传说中的不一样，有点意思，竟然还能单独使用。不过这东西可不好弄啊，市面上根本买不到。景儿，你跟哥哥老实说，这是你从哪儿弄的？林景莞尔俏皮地吐了下舌头，才不告诉哥哥你，这是一个朋友送的，到时候我再看看能不能再跟他诓一些过来。说完，他伸出了手。男子的表情立马古怪起来，干嘛？都不告诉哥哥，还想伸手要东西？林景全然没有了平时在江疏雨面前大姐姐的模样，跑到男子身边抱住他的胳膊，撒起娇来。哎呀，哥哥你就给我嘛，你知道我是想要凝神果的，姐儿拿来有用。行，小祖宗，你别晃了，我头都要被你晃晕了。男子赶紧求饶点头，这么说你是同意了？林景立马松开了手，同意了。荒芜雪原，樱木刃的级别已经达到了 LV36，而此时雪灵果也只剩下了寥寥数枚，1440道，真是有够夸张的。就连江疏雨自己都觉得这个技能像开挂一样，每一道飞刃都能打出破空之声，堪比同级剑修的一道剑气了。这2-3枚也不太够用啊。江疏雨吐出一口浊气，开始练习千仞鬼域。大半天下来，也就樱木刃练到了满级，一种疲惫感袭上心头。他退出了副本，就看到了温柔师姐正笑盈盈地等待着他。你出来了呀？江疏雨不明白他这是要做什么，只是点头。结果下一秒，他的怀中就多出了一个布袋子。他下意识地拉开抽绳，打开一看，这么多凝神果。师姐，拿你的弟子牌来。我林景伸手打断了他接下来的话，不要你的贡献值，之前你给我的知识宝石都没有收东西呢。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也算朋友了吧？算吧，既然咱们算朋友，那就不要谈论这些了，多伤感情啊。林景巧笑嫣然，看着江疏雨收回了手，这才对嘛。用完了跟我说，我再去想想办法，但是这东西你不能经常吃，
对身体不好。行，我走了，你继续加油。看着林景走后，江疏雨的手捏紧了袋子口。这个东西在军营要200积分，而且以他的军衔都买不到，可见有多珍贵。他有些不舍得取出了一枚吃下，其他的都放在了虚空收纳狱里。好东西就要慢慢吃，不然太浪费了，尤其还是这么珍贵的宝物。吃下这一枚果子后，江疏雨立马感觉精神倍爽，像喝了10瓶红牛一样。这下子应该还能再撑2天了。奈斯，他暗自给自己打气，转身进入了副本中。跑了一遍又一遍后，他终于再次遇到了雪灵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雄赳赳气昂昂地练习起领域技能来。之前的影子纠缠同样也属于领域技能，效果有多好不用多说，所以他十分期待千仞鬼域能够给他带来的惊喜。可是这一次，等所有果子都吃完的时候，千仞鬼域也才 LV31而已。江疏雨突然有些欲哭无泪，按照这样的进度看来，到时候他想练习召唤黄泉元帅时，保守估计得找到10次雪灵果。可他来了快大半天了，都才找到2次而已，不成功，变成人。他狠下心来，再次开启了狂奔模式。又跑了好几趟后，终于 LV36 被增幅后的效果真夸张。虽然范围没有影子纠缠广泛，但将近 1.5公里的半径对他而言也非常大了。而且伤害增幅 1440%， 是其他修士都不敢想的吧。江疏雨松了一口气，终于只剩下最后一个了。现在他的精神力加上新套装额外加成，就算满值也不过8100，而且5000点只是 LV1 的黄泉元帅所需要的精神力。至于其他想都不敢想。所以如果没有雪灵果的话，光是练习这个技能熟练度，他恐怕就要疯了。秘境，不愧是我徒儿，真有毅力。南辰星一边看着江疏雨的影像，一边喝茶。是啊，连续7日都泡在里面练习技能，这心性也太稳了。李靖也十分欣赏江疏雨，在他眼里，只有天赋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后天的努力。如果没有这份毅力，江疏雨今日肯定走不到现在这个成绩。百里千珏有些酸酸的，好宝贝都被你抢走了。老千，你可别这么说。南辰星坏笑起来，刚开始不知道是谁，说我家徒儿扰乱秩序，干的事情不符合规定来着，现在知道欣赏人家给人开小灶了。吃，百里千珏没好气的别过脸去。南辰星知道说到了点上，赶紧给他递了一杯茶。老千，你也别不服气，反正以后他都是你孙女婿，跟徒儿也没什么两样，对吧？百里千珏接过茶盏，沉默了。这段时间江疏雨的成长他都看在眼里，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物。他的姐姐也不简单，以后这一家子恐怕要出2个神话修士了。南辰星笑笑，没说话。以这2个年轻人现在的表现，以后恐怕会超越神话，成为传奇吧。但这话他不好说，免得另外2人都觉得他臭屁。荒芜雪原，没想到20波都拿不下你们，你们真的贵啊！江疏雨心疼地捂住了自己的小心脏，目光坚定下来，越不好拿下，我越要拿下。这一周他已经碰到了20多次雪灵果，凝神果也吃了4、5个，几乎都是为了练习黄泉元帅的技能。如果不是因为称号的消耗减半功能，他恐怕现在连一个黄泉元帅都召唤不出来。江疏雨在全心全意奔跑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为什么他的这个技能召唤限制这么大？如果他没有套装，没有称号，没有遇到雪灵果，他不敢再乱想下去，总觉得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在束缚他，是在限制他的成长，还是不想让他长得太快？太好了，到 LV36 了，现在黄泉元帅成功满级，他再也不用找果子了。坐着休息一下吧。他从虚空收纳狱中直接取出了一个帐篷，往里面一坐。没过多久，他就躺在了地上。秘境。过了许久，江疏雨都没有起来的迹象。这孩子怎么了？老钱，你给看看。南辰星突然着急地站了起来，徘徊不定。百里千珏瞥了他一眼，你能不能成熟稳重一点？这孩子不过是太累，睡着了而已。哦。南辰星恍然大悟，吐出一大口浊气后，又坐在了椅子上。吓我一跳，还以为我的宝贝徒弟怎么着了。老南，小苗苗他一连好几天没日没夜的在跑步练习技能，是该好好休息了。李靖在一旁宽慰道，我都差点忘记了，这孩子真努力啊。南辰星肯定的点点头，越发喜爱这个徒儿了，确实比某人好得多。百里千珏唇角一勾，打击起南辰星来。哼，也比你好。南辰星不甘示弱，回怼了一句。这2人在一旁吵着，李靖看着那个沉睡的身影，不由感慨，这孩子已经有了神话修士的雏形啊，就等他顺利成长了。副本大阵，江师弟不会发生什么事了吧？这都2天了，怎么还没出来？会不会是因为太困睡着了？也不是没可能，就算是铁做的，也不能整天没日没夜的打副本啊。可是睡2天也太夸张了吧？那你要不眠不休，打个7、8天副本试试？7、8天？算了吧，1天我都够呛。此时，荒芜雪原中的某人才悠悠转醒，睁开眼的瞬间，灵台通透。我的妈呀，这一觉睡得真爽。他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就发现玉简差点炸了。江兄，我们仨听说你在副本里睡了2天，真的假的？江兄，你怎么没有反应？不会真睡着了吧？江兄，江策发了好几条消息来，着实把他给噎到了。他赶紧回了消息，已经醒了，放心。江疏雨从帐篷之中走了出来，就看见蓝色小枝丫上可爱通透的雪灵果还有10多枚。不如现在就把军队弄起来吧，到时候做任务方便。想到就做，他用8000精神力召唤出1名黄泉元帅后，立马就吃下1枚雪灵果。LV36 的元帅可谓全能辅助，军队下属的4个属性全部增幅 36%， 防御也全部增幅 36%，
而且可以净化 LV72以下修士的所有控制技能。最强的防御也变为了72000，远远高于绿级亡灵傀儡的4万。他的治疗对自己也管用，即使他死了，手底下的军队也不会消失，而是重新归属于江疏宇。一个元帅可以管辖360个召唤生灵，10个3600。江疏宇兴致勃勃，突然又有了目标。正好鬼灵魔法师需要消耗的精神力是亡灵傀儡的2倍，那就按照2比1模式搭配好了。他先把黄泉元帅全部召唤出来后，就将芥子空间中的240个亡灵傀儡和90个魔法师全都转移到了黄泉元帅麾下，然后又召唤了30个魔法师补充进去。再次把他们召唤出来之时，傀儡和魔法师们的气息都比之前强上了许多。他赞赏地点点头，就把这一支军队全都收下了。一连建立好了3支军队之后，血灵果又不够用了。嗡，唰，副本入口震动之后，出现了江疏宇的身影，而后又消失在众人眼前。哈哈，我就说江哥是在里面睡着了，快，你们快把贡献值交上来，给你。真是想不通，江师弟的技能到底有多可怕，竟然需要这么多血灵果。是啊，都20多次了，不会又是个很恐怖的技能吧？江疏宇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反正这些日子他吃凝神果和血灵果这2种果子都快吃吐了，但是不做好充足的准备，去其他副本或者战场上恐怕都是送死，所以他才一咬牙决定把所有的军队和自己的芥子空间填满。他又开启了疯狂扫荡模式，每一次冲到重学前看不到血灵果，就直接果断退出重进。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天，江疏宇才终于把芥子空间和军队全部都填满了。如今他的芥子空间有200个亡灵傀儡和150个鬼灵魔法师，10个黄泉元帅。都已经过了半个月了，西西还是没什么消息，他现在在做什么呢？江疏宇从副本中出来后，摩挲着玉简，秘境，啧，我乖坨的毅力真是可怕呀！这才睡醒，又开始扫荡了。蓝晨星摇头感慨，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咱们的毅力也可怕，竟然在这里做了大半个月，就是为了看他历练。李靖不动如山，如此打去。江疏宇的目标人物百里千绝此时已经离开，不知道去了哪儿。等江疏宇出现在秘境之中，没有看到他的时候，眼底划过一丝失落，很快就隐藏了下去。看来想要知道西西的消息，还得再等一段时间了。拜见师尊，拜见李大师。2位长辈微微点头，李靖直接打出一道灵气落在了他身上。江疏宇瞬间觉得神清气爽，那感觉比吃了凝神果还要清爽，滋润心神。多谢李大师，乖徒儿，快坐下休息。这段时间很辛苦吧？蓝晨星眼底都是心疼，臭屁的时候归臭屁，但对江疏宇是打自心底的疼爱。江疏宇笑笑，摇头道：还行，不是很辛苦。对长辈自然要报喜不报忧，他才不会干蠢事。好，来喝点茶。蓝晨星看到他离开副本的时候，早就准备好了倒茶，希望能滋润一下他的经脉骨骼。这孩子一点都不心疼自己，拼了命的想要变强。品了一口后，江疏宇自然感觉到了这茶与平日的不一般，立马抱拳，多谢师尊赐茶。废话这么多，快喝。江疏宇笑笑，喝完以后坐在了泡茶的主位上。乖徒儿，为师之前就说了要带你去一个地方，你想不想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地方？江疏宇抬起眼眸，有些迷茫，去了不就知道了吗？李靖和南晨星都被噎住了，这孩子怎么这么简单粗暴，从不担心危险。南晨星扶着额头，悠悠叹了口气，为师跟你细细道来，听完之后你再决定去不去吧。江疏宇立马端坐起来，神色严肃，为师想要带你去的那个地方叫海棠秘境，之所以称为海棠，是因为那里有3个区域，这3个区域的形状像花瓣一样存在交界处。南晨星说着，袖子一挥，茶桌上就出现了一个立体地图，3个大陆交叉在一起，但交叉的区域并不多。你看这些交叉的区域平时都有各种阻隔，比如不稳定的空间法则，还有狂风暴雨等等。这3个区域独立存在，分别被称为海界、棠界、花界，有时候会有空间通道出现，连通任意2界。LV84以上的修士基本都在棠界混迹，因为有限制，所以在海界他们只能待1个小时。为师要带你去的就是海界。一旁的李靖眉头越皱越深，让你详细说，你还真就详细说，不是说了告知他危险性就行了吗？我说的信息里难道就没有提醒他危险性的吗？蓝晨星有些不服气的抱起胳膊，我也是第一次当师尊，经验不足不是很正常吗？服了你了，我来说吧。李靖把他扒拉开，坐在了江疏宇的正对面。海棠秘境是在一次大战中形成的，那是传说中的一个上古大战，有3方势力，人族、魔窟、龙族。但是那场大战太过骇人，几乎一整个时代的3族天骄人物葬身于此。据说他们的神魂太过强横，所以死后都还有他们的踪迹。而在那样的环境下，也产生了无数小副本、秘境等等。也许你还会在那里遇到除了妖兽之外的龙族与魔物。我们要提醒你的不仅仅是来自上古和异族的危险，更有人族的。我们没办法确定海棠秘境中的人族是好是坏，是不是纯血的人族。瞬移符箓你要多准备一些，因为里面的空间乱流，没准就把你吸到了某个副本或者秘境中，如果等级不匹配，就会十分危险。说完了，李靖说完之后坐回了自己的位置。老李你真不厚道，只说危险，也没说机遇。南晨星白了他一眼，为师再给你补充一下你靖哥哥没说的地方，在那里的机遇十分多，也许你能获得什么宝物，又或者突然觉醒某种天赋，甚至还能突然实力增强。具体是什么机缘，为师也说不准，反正是挺精彩刺激的。此行你的目的地是神阁小秘境，就在海界的正中央，还有一个随机出现的副本海龙宫。江疏宇不断点头，接收着这些信息。
打通神格小秘境之后，你就能获得神格，能够帮助你在踏入2阶或者3阶之时进阶的概率。而且这东西会随着你升级逐渐圆满。虽然为师给你准备好的东西，再加上你带来的苍穹石，已经能够把概率提升到10至6、7，但为师觉得还是太低了，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能顺利把概率提升到10至9、6。南辰星说到这里，显然有些激动。96%还是他最保守的估计，如果不保守的话，那就只有一丝不可能存在了。还有海龙宫这个副本可古怪得很，每次出现的时候级别都不一样，也许是20多，也许是70多，而且必须选择亚洲级拿到龙丹。龙丹可以帮助你觉醒天赋，当然了，没遇到也没关系。你之前弄来的蛇人之心，为师还留着呢。利弊都跟你说了，你自己做决定吧。南辰星突然觉得有些口渴，正要喝点茶，就见江疏雨利落的答应了。师尊，什么时候出发？开玩笑，他现在有3000多个召唤生灵，就算是70多级的亚洲级副本去试一试又何妨？反正他还有一条命，恢复个1、2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而且他早就准备好了不少保命的东西，时机不对，直接副本从里面退出就行了。至于其他人，说要杀死倒是没把握，但打不过时逃跑，他还做不到吗？修炼之道升阶，在所有人眼里都是那么难得可贵。作为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他不会蠢到把这些东西全都放弃掉。最关键的是，他并不清楚系统送给他的那个天赋算不算他的第一次觉醒。所以师尊，当初您就是拿到龙丹觉醒天赋的吗？哈哈，那当然。所以我的第2个天赋可是很强的。师尊真厉害。江疏雨不好细问，修士最忌讳被知道太多底细，哪怕是师徒关系也不该刨根问底才对。还好还好。南辰星叉着腰哈哈大笑，然后取出了一堆东西。来，乖徒儿，这些东西你都收好了，到时候进去可能要用。高级瞬移符箓，高级人偶符，高级时间符箓。江疏雨眼底划过惊讶，南辰星赶紧打断，这个时间符箓只是借你用而已，到时候要还给为师，以后你想要自己弄去。这几样东西随身携带，方便逃命用，但你小子也要珍惜一点。南辰星其实心底并不放心他，毕竟那个地方危险重重，谁也说不好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但那个地方好处实在太多了，能够早日获得，也许就能早一点踏入神话修士行列。老南，别啰嗦了，像个老妈子一样。李靖在一旁偷笑，前脚才说小苗苗需要锻炼，现在又舍不得，就你话多，送走送走。南辰星没好气的别过脸，把江疏雨推到了他面前。师尊放心，徒儿一定平安归来。江疏雨转身朝着南辰星行礼，又回过头来朝李靖道谢，劳烦李大师了。李靖微微颔首，将玄武塔取出，一整座塔在他的手上飞速旋转着，把江疏雨吸了进去。在江疏雨消失在2人眼前后，南辰星才沉声道：老李，把我送到9号阵营吧，那里的玄武殿里还有江疏雨的一缕神魂，可以随时感知到他的情况。真是2行千里母担忧啊。唉，李靖一边感慨，手里的玄武塔继续旋转着，将南辰星传送到了9号阵营。海棠秘境。江疏雨到了海界之后，就看到天空和空气都是同样的蓝色，像丝绸般不断的流转着，而地面也都充斥着蓝色，但却并非海水。还以为海界到处都是海呢，没想到竟然是种灵魂堆积在一起的地方。江疏雨暗自分析起来，他耳边的空气中有喧嚣声、金戈铁马交战声，还有凄惨的咆哮声，甚至还有飞龙从空中穿过的声音，伴随着点点龙吟。那道龙吟让人听了有些心悸。江疏雨抱着谨慎的态度，直接召唤出了6段甲套在身上，以防不测，又召唤出了4个亡灵傀儡，前后左右将他包围起来。这个世界实在太古怪了，师尊给我的地图感觉似乎也不是很准，这些年来海棠秘境里肯定会发生变化，走一步看一步吧。江疏雨小心翼翼地和亡灵傀儡们向前探索着，这里有许多空间是折叠的，所以方向对身处海界的人来说并不重要。1个小时过后，江疏雨已经和亡灵傀儡穿过了几座光秃秃的小山，终于有影子了。几百米开外有一个巨大的身影，江疏雨也不确定那是什么东西。就在他打量那道身影的时候，那道身影似乎也注意到了他，回过头来，这气息好危险。江疏雨顿生警惕，只见那道身影朝着他跑来，模样也越来越清晰。这到底是人还是魔？江疏雨拧起了眉头，如果都不是，那必然是海棠秘境诞生出来的专属妖兽。唰，那道身影突然消失在半空中，正提前准备攻击的傀儡也突然失去了目标，四处张望。枪！金属被敲击，一道银芒在江疏雨的余光处闪过，被6段甲拦截下来。原来是刺客。江疏雨勾起唇角，几道绿光在他眼前闪过，耳边响起了一道惨叫声。啊！亡灵傀儡已经经历了蜕变，绿级的速度比之前快上不少，这个妖兽想逃也没法逃。等江疏雨回头看去时，就看到了令他惊讶的一幕。啥？这就死了？他眼前正躺着一个妖兽，没有了呼吸。不对，还没有提示弹出。江疏雨立马警惕起来，让亡灵傀儡戒备。就在江疏雨转身之时，一个匕首正擦着他的6段甲而过，闪出了火花。亡灵傀儡统一施展出技能雷霆万钧，一剑16万攻击值。可江疏雨依旧只听到了惨叫声，上一次地上的那个妖兽尸体转移到了这次攻击的方向。当你是蝉啊，还玩金蝉脱壳？江疏雨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如果他没有6段甲，恐怕直接毙命了。不过这个招式确实很适合刺客。LV45 海刺兽速度和攻击都达到了2万，其他马马虎虎，但是它的属性就很作弊了，竟然能减少80%的 AP， AD 只能减少20%而已。
抓到你了！江疏雨勾唇一笑，没关系，反正已经砍了2波了，这一波下去估计就死了。但这倒是提醒了他，下次可以用鬼灵魔法师来招待客人。噗！利剑刺破了海刺兽的身躯，鲜血喷在了地上，立马化为一道蓝雾融入虚空。击杀 LV45海刺兽，经验加900000，经验值挺高的嘛。江疏雨手一挥，召唤出2个魔法师来，加入了小队伍。江疏雨带着召唤生灵漫无目的的继续走着，按照游戏定律，越外围的地方妖兽就越散乱，所以他走那么久都还没有遇到什么东西，只能说明他距离此地的中央处很远。这里的设计还蛮有浪漫气息的，到处都是蓝色，有意思。江疏雨索性放松下来，专心欣赏着此地的风景。蓝色的花，蓝色的草，蓝色的树，这些东西看久了会变成色盲吧？等于。江疏雨想打一个差评，突然他的眼角余光捕捉到了一处白色的地方，走那边吧，换个风景看，反正都在外围地区，说不定他走反了。江疏雨走到了一个矮矮的小沙丘上，眼底闪过一丝惊喜，终于遇到了呀！白色的花海中有一抹蓝色的身影，不知道是在采蜜还是在吃花，但对于江疏雨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全是惊艳。江疏雨不客气地丢出了探测术。LV54丝绸花妖最高的防御36000，其他都是15000，而且也有 ADEP 减伤。既然都有减伤，我都把你们叫出来了，也不能闲着，一起攻击吧。白色花海中的花妖感觉到被人窥视后，顿了一瞬，转过身来，看到江疏雨的刹那，水蓝色的眼睛顿时变得猩红起来。他身躯上的一片花瓣宛若丝绸，迅速伸长，朝着江疏雨打来。亡灵傀儡可不是吃素的，4人上前举剑挥下，浅蓝色的丝绸立马破碎了一截，向四周炸开。鬼灵魔法师们也丢出技能攻击花妖，花妖被惹恼了，转移了攻击目标，身上的花瓣全都变成了丝绸，并且还裹上了白色的花瓣，花瓣变小刀。江疏雨笑了，这样的战斗模式他还没见过。花瓣丝绸此时防御力强横，再加上减伤效果，亡灵傀儡们根本打不飞，最后都挨了几巴掌，朝着天空之上飞去。嘎吱，亡灵傀儡落在地上并没有受伤，很快就站了起来，还没等他们冲过去，再次被丝绸打飞。江疏雨摇摇头，4个不行，10个总行了吧。话音落下，6个亡灵傀儡顿时出现在了花妖的周围，吓得他花蕊全都绷直了，直指天空。6道雷霆万钧加上2个雷系魔法师的一波攻击，丝绸花妖生死道消。击杀 LV54丝绸花妖，经验加1080000。就在江疏雨正准备思考下一个地方该去哪里的时候，一道巨大的黑影笼罩在他的身上。按照影子上的2个剑影判断，双刀流剑魔。江疏雨平静地转身回头，果然跟他判断的一样。锵人族小子是不是很害怕呀？那魔头猖狂地笑着，双剑交叉在胸前。放心吧，本魔会把你大卸8块，再慢慢品尝的。锵。LV51剑魔4个属性都是24000，跟亡灵傀儡比起来差远了。看到江疏雨既没有害怕，也没有双腿打颤，剑魔还以为这孩子看见自己的信息后吓傻了。本魔太强，把你给吓着了。哈哈哈哈哈！才 LV36的小修士，你就不应该到这里来送死。说着，剑魔一个昂首，傲娇地道：本魔真是聪明，你们人族的小娃娃就喜欢在外围游荡，这叫什么啊？对，降维打击。江疏雨听着他的自言自语，有些无语。这个魔头是不是被撞傻了？还是说刚才他并没有看见自己解决了丝绸花妖？应该是后者了。送上门来的积分不要白不要，江疏雨已经做好了准备。魔头笑了半天，看到江疏雨依旧平静如水，突然觉得有些无聊，准备直接开大秒杀这个小娃娃。可是他才双手伸展开剑来，就看到了江疏雨人畜无害的笑容。糟了，又炸！和人族打过不少交道的他，自然明白这种情况就叫扮猪吃老虎。果然，他的脚底下突然涌起了影子，叫嚣着绑住他，然后他的脖子间出现了几个环绕着的飞刃。他惊恐地睁大眼睛，但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轰！剑魔巨大的身影倒在了地上，溅起一片尘埃。亡灵傀儡把刚才花妖的尸骸捡了过来，丢在他身上。砰！击杀 LV51剑魔，经验加1530000，积分加1000。剑魔彻底死去后，白色的花海迅速蔓延了过来，试图一点一点将它吞噬。江疏雨皱眉丢出探测术，却什么都没有反馈回来。算了，不是妖兽就行。江疏雨继续前行，见识到了不少海界专有的妖兽，美丑兼具，各领风骚，越来越靠近中心地带了呀！看来方向对了。吃6段甲突然冒起烟来，不知道被什么东西腐蚀掉了。江疏雨敏锐地抬头看去，头顶之上笼罩着一片深蓝色的乌云。LV50海云仙 add 减伤 98%。他捂着额头，召唤出了一批鬼灵魔法师来，直接丢出攻击。海云仙消散之后，江疏雨继续赶路。一路上，他又遇到了一片小沙漠。本着古怪的地貌，也许就是正确的路径原则，江疏雨踏上了沙漠。途中看到一片绿洲，江疏雨蹙着眉头，纠结再三后决定绕道行。什么古怪的天象植物妖兽都遇到过了，这种一看就是诱饵的地方，一定是陷阱。就在江疏雨绕开那绿洲大约几十米的时候，绿洲突然动了，鬼鬼祟祟朝着他后方跟来。江疏雨一回头，绿洲就会立马停下。等江疏雨再次前行时，他又鬼鬼祟祟地跟上。他额头青筋暴跳，直接让鬼灵魔法师丢魔法过去。吼！那片绿洲突然发出嘶吼声，龇牙咧嘴起来，露出了一排排牙齿。没想到这片绿洲仅仅是妖兽的一张嘴而已，整个沙漠就是妖兽的脸。江疏雨和亡灵傀儡魔法师们一起滑落在地上，
惊险又刺激。江疏宇眨巴着眼睛，仰头观摩着横宽都有几公里的巨型妖兽，沙子全都掉落在地上，露出了一团巨型青苔球。这打还是不打？LV57青苔兽攻击1万，速度和精神5000，防御4万，免疫 AD 和木系 AP。江疏宇一眼扫过对方的信息后，松了一口气。他还以为遇到了什么不能招惹的存在，既然如此，能打。他的眼睛亮了起来，指挥着魔法师团朝着青苔兽丢出魔法技能。在影子纠缠的牵制下，江疏宇还使用了千仞鬼域，配合着五光十色的魔法，青苔兽很快奄奄一息。呼，幸好不是群居类妖兽，否则……江疏宇愣住了，自己能打得过，还要否则干嘛？直接全宰了。他自嘲的笑笑，继续向前方走去。妖兽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但像之前那只剑魔自作聪明的，他却再也没有遇到。看来也就只有那个家伙蠢了。江疏宇不免觉得有些可惜，这种积累积分的好处也不是常有。路过一个高山之时，江疏宇看到山顶有一棵迎客松，松下还有一个石桌，一个蒲团。他将周围的环境都探查了一遍后，才放心的走了上去，席地而坐。也不知道是哪位大能在这里布置的，真会享受。那应该就是中心区域了吧？也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到，突然好羡慕土豪的飞行法器啊！江疏宇遥望着一片残破的宫殿，那些石柱都不知道被腐蚀了多少年，被蓝色的空气包裹着，宛如仙境。就在江疏宇席地而坐，享用午餐正欢之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不美丽的一幕。雷电闪烁在他和中心宫殿之间，清脆的玻璃破碎声响起。嗡！一个涡流出现在了天空之上。空间通道。江疏宇赶紧咽下了嘴里的食物，静静等待着。不知道里面是人、龙还是魔族。一个巨大的龙头出现在了空间通道之外，龙角巨大，接着出现的便是龙爪，长长的龙身、龙尾。那条龙注意到了江疏宇的眼神，锐利的目光看了过来，他的瞳孔竖起。人族，身上有我族气息的人族。那条龙悬浮在空中，仰头朝着空间通道发出一声龙吟。唰，立马又有4头龙出现，悬浮在他旁边。那个人族身上有我族气息，一定残害过我族同胞。确实没错，化为人形吧？对，方便行事。5条龙顿时化为了人形，但还保留着龙角。几龙的对话压根就不避讳，江疏宇自然也听见了。既然这些人要杀他，他也不会客气，丢出了探测数。LV57剑修，龙族，最低的精神12000，其他数据差不多都在2、3万，其他几条龙也差不多。龙族天生防御力就高，再加上技能极多，如果是一般人族遇到了这个小组，恐怕下场只有一个死。听闻龙族和人族差不多都是小组搭配作战的模式，今日一见，果然如此。而且这样的数据和 LV60的人族修士差不多，人族也太吃亏了吧。江疏宇点点头，全然没有危机即将到来的意识。眼看那边的增幅全部加成完毕，5个龙族才朝着江疏宇飞了过来。江疏宇眉头一挑，影子纠缠和千仞鬼域同时丢出，但是千仞鬼域还是慢了一拍，在影子出现后的一个呼吸才环绕在对方的周围。这下完全验证了他之前的猜测，这2个不能同时施展，影子纠缠确实属于某种领域技能。哈哈，天真的人族，我龙族对这种阴暗的领域技能可以免疫90%的伤害，想要用此来对付我们，痴心妄想。为首之龙毫不客气地嘲讽起来，一脸不屑。哦，是吗？江疏宇轻笑一声，释放出了樱木刃，至少也能伤个10%，足够了。毕竟相当于1440道飞刃，可以有144个发挥出圆满的攻击力。5个龙族并不在意这点攻击，直接忽视了这些飞刃。LV36的人族小修士而已，还不够他们磨牙的，更何况那挠痒痒般式的技能。五龙志在必得的笑起来，不断朝着江疏宇靠近，一边用武器打飞这些飞刃。啊！防御最弱的龙族法修惨叫一声，几龙立马回头看去，只见他的胸口上已经多了一个窟窿，血流不止，还有他的胳膊、腿上，就连龙角也有飞刃的划痕。就在4龙转头的瞬间，无数道飞刃从他们的身躯之上穿过。饶是肉身防御值更高的另外4龙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攻击竟然能够穿破他们的鳞片。没过多久，法修身上的血肉开始凝聚回来，其他几龙也同样。这就是专属于龙族的天赋，任何伤口都能够迅速恢复。他们的眼底划过一抹惊讶，这么弱小的人族修士竟然能伤到他们，看来是他们轻敌了。为首之龙眯起了眼睛，当机立断开启了全体护盾，将所有龙笼罩在一起。还在空中徘徊的樱木刃被挡在了护盾外面，只好叮叮当当不断敲击着这个龙造结界。加速！杀了他！为首之龙一声大喝，法修立马给众人加速，而其中的法师也丢出了技能，一个火球落在了小山之上。轰！吃！火球落下燃烧的声音在众人的耳里响起，但五龙并没有放松，能伤到他们的绝对不是什么简单人物，所以纵使整座山都开始燃烧起来，他们也全神贯注地关注着周身的变化。3个剑修当先落地，朝着迎客松的方向跑去，准备看到那道身影的时候就挥剑攻击。哗！几道魔法师召唤的水柱眨眼间从天而降，扑灭了整座山上的火。我说你们啊，不要随意纵火好吗？江疏宇的语气危险，惹恼了五龙。小小人族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可笑！呵，真是好大的胆子！哦，江疏宇毫不在意的轻笑一声，他大手一挥，数百个亡灵傀儡和魔法师包围住了已经全数降落在地上的五龙。这样有资格了吗？这句话听起来人畜无害，但落在几龙的耳里却如深渊里的呢喃，因为包围住他们的这些东西，竟然每一个都能让他们感到心悸。
为什么有这么恐怖的气息？这些召唤生灵实力不弱于我们。咕噜！就在舞龙想要往天上飞去之时，影子纠缠和千仞鬼域接连放出，亡灵傀儡和魔法师们都丢出了技能，绝不放跑一个敌人。巨大的护盾顿时破碎开来，影子将5条龙全都束缚在一起。该死！刚才明明只有几个的，怎么突然这么多？为首之龙的脸色阴沉下来，握紧了手中的剑。咱们跑吧！他艰难地做出了这个决定，死咬银牙。大哥！另外4龙都知道他的脾气，绝对不会轻易服输，除非走到绝境。留得青山在，突围！想逃？江疏雨扬起了唇角，此时的他像一个反派，他的手指向前一点。啊！惨叫声响彻在周围的空气之中，魂火灼烧着为首之龙的灵魂。这不是面对同族，江疏雨没有心慈手软的道理，所以听见这道惨叫声后，并不为所动。就在群龙无首的时候，傀儡和魔法师都丢出了技能，江疏雨毫不客气地继续丢出了魂火。击杀 LV57 龙族法修，经验加1710000，积分加1000。击杀 LV57 龙族剑修，经验加1710000，积分加1000。竟然还有积分，意外收获呀！借着这一波龙族送上门来的积分，江疏雨的军衔也变成了亲闻似花。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飞，一定要等到 LV84以后吗？空间通道已经消失在了半空中，江疏雨直接让亡灵傀儡们把他们身上的武装全部扒了下来。这些可都是绿级的好宝贝，就是不知道人族能不能用。江疏雨大手一挥，只留下了2个亡灵傀儡，这下应该正好，不然会吓得别人不敢动的。他满意的点点头，继续吃东西。现在他杀了5头真正的龙，也许待会儿还会有不少龙族找上门，他得赶紧吃饱了才有力气打架。到时候积分武装全都有，估计又得发一笔横财。江疏雨吃饱喝足后，继续向前进发，来到了一片山脉群中。穿越了一个又一个山后，他才感觉到不对劲。奇怪，怎么那么安静呢？连一点风声都没有。除此之外，海界蓝色的空气在这里也变得稀薄起来，几近透明。江疏雨拖着下巴，突发奇想，直接朝着周围丢出魂火转了一圈。也没有东西潜伏在周围啊。没有惨叫声，就说明没有活物，没有燃烧反应，那就没有魂魄。如此，此地安静的原因应该是其他不为人知的东西。突然，山脉震动起来，远处传来了密密麻麻的脚步声，极其散乱，像是在逃命。江疏雨眉心一跳，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这么多人奔逃？等他看清那密密麻麻的人影时，才发现原来那都不是人族，竟然都是魔族和龙族。这2族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不对，他们不是都会飞吗？江疏雨立马捕捉到了关键点，看来后面有东西在追他们。吼！响彻天地间的吼声清晰无比，江疏雨也穿过烟尘，看到了黑压压的影子，竟然这么巨大，估计实力也很强，不然怎么会让这么多魔族和龙族不要命似的逃跑？就在江疏雨思考的时候，魔族和龙族的眼睛都有了变化。魔族的眼睛忽闪忽闪的，似乎看到了美味的食物，鲜血的味道还是人族小修士，一定很美味。他是我的，别跟我抢。而龙族则目眦欲裂，那个人族竟然杀了我们的同胞，杀了他！江疏雨才杀了5头龙不久，身上的血腥味还很新鲜，这些龙族自然不会忽略。先逃命吧，待会儿要是他还活着，再来杀他。那一群身影都朝着他背后的入口跑来，就像看见了希望。到底是什么在追杀他们？江疏雨皱起眉来，丢出了探测术。LV48海界魂蝶速度高达24000，其他数据全都是6000，按道理应该很好对付，但是他的攻击就像魂火一样，无视所有防御。不仅如此，还能免疫 AD， 有饕餮吞噬万物的属性，竟然可以把这些魔头和龙族搞得这么狼狈，我不帮你们一把说不过去啊！江疏雨笑了起来。魔族和龙族本来就和人族不死不休，他才没有圣母心。两侧的山脉突然轰然倒下，里面又冲出了一群又一群的魂蝶，有些魔头直接崩溃了，抱着脑袋惊恐地看着这个画面。什么鬼啊？还要不要魔活了？就是不要我们活才追杀我们的笨蛋，快跑！龙族倒是愤愤不平，本龙逃出升天后，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魂蝶全部弄死。我们如此尊贵的龙族，竟然有英勇的战士被他们撕咬，我龙族一定要报仇。这些话江疏雨自然听见了，可惜他不会让这些魔族和龙族逃跑。只见那些龙族和魔族还在朝着身后丢出法术，射出剑去，各种各样远程技能都被抛出。但这里可是有上万只海界魂蝶啊，而且还有江疏雨攻击力极为可怕的魂火。冲在最前方的魔头和龙族接二连三的倒下，拜伏在江疏雨的魂火燃烧之下，疼得摔倒在地的魔头和龙族不明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攻击了，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疼痛。不对，不是海界魂蝶，他们不能在这么远的距离里攻击。是那个可恶的人族。有个魔头立马锁定了江疏雨，他的指尖上正蹦跳着几个火苗，上面的气息和他们灵魂所受到的伤害类似。要不是现在他们在逃命，肯定直接把这个弱小的人族杀了。可是后面还有更大的危险在等着他们。不管了，先跑出去再说。愚蠢的人族，这个时候还不跑？他们站起身来，继续朝前方冲去。只要跑到了江疏雨身后的山谷入口，他们就能得救。江疏雨突然觉得这些龙族和魔族确实有些天真，他都动手了，还会让他们跑掉吗？而且不就是一些海界魂蝶吗？攻击力又不强，他的召唤生灵都没有灵魂，怕什么？一道阴冷的狂风呼啸而至，黄泉元帅一左一右站在了他身旁。魔族和龙族都惊呆了，这个人族脑子被驴踢了吧？那么多海界魂蝶，他还不逃？别管他，
要找死也跟我们没关系。等他死的时候就有的后悔了。一个异阶人族小修士而已，想要蚍蜉撼树吗？刚才他应该惹到魂蝶了，没看有一些魂蝶直接朝着他飞去了吗？哼，我们待会就绕开他跑。江疏雨的探测术确实引起了魂蝶的注意，一群魂蝶已经锁定住了他。黄泉元帅手中的巨剑朝着地面砸下，720个召唤生灵站成2个方阵，整整齐齐，蓄势待发。这还是他第一次使用军队。一道道光落在了傀儡和魔法师身上，他们的属性全数提升，还有各种减伤附着在了他们的躯体之上。TD， 这个人族臭小子竟然把我们的出路给堵住了，他疯了吗？难不成想和我们玉石俱焚？冲在最前头，防御值最高的魔族和龙族不甘心，施展出各种技能，朝着最前方的傀儡们冲去。江疏雨身侧的2个元帅用手指轻轻敲在了剑上，2道白色的光圈以他们为中心向周围扩散而出。刚才在最前方被撞散或是被固定住在其他地方的傀儡们全都恢复如初，站了起来。此刻魔族和龙族想要再次攻陷突围，却毫无办法，因为现在这些傀儡像一面墙一样，根本撞不开，撞不飞，撞不破。完蛋了！在他们看到一阵绿光，闭上眼睛之后，耳边再没了任何声音。死了！2个元帅指挥着魔法师们朝着天空之上的海界魂蝶丢出各种法术魔法。在江疏雨的千仞鬼域牵制下，不管是龙族还是魔族，甚至海界魂蝶，他们所遭受的伤害全部都翻了14倍。在这样的情况下，魔族和龙族的减伤完全不够看，而魂蝶也没有办法无视掉魔法师们的 AP。如果能看见血条，一定有不少血条在疯狂掉落。这到底是召唤师还是法师？太坑了吧！我恨鬼修，这都是什么歪门邪道？击杀 LV48 海界魂蝶，经验加240000。海界魂蝶的防御值并不高，很快就被清理掉了一片。但是这经验值怎么这么低啊？也不怕人嫌弃吗？江疏雨有些嫌弃的撇撇嘴，没关系，数量多也可以弥补这个缺点。他的表情落在了几个目力好的龙族眼里。这个人族修士脑袋被门夹了吧？竟然会觉得自己的攻击有用？等着吧，他待会儿一定会死得更惨。轰隆隆，话音落下，两侧的山脉中又飞出了无数群魂蝶，显然是被刚才那一群魂蝶嘶鸣声给吸引出来的。爹，今日拦我生路，老子要拖你一起下地狱！本魔也跟你拼了，前后都是个死，不如拖你一起下水！魔头和龙族都疯狂起来，朝着江疏雨这个方向攻击。无数海界魂蝶也赶了上来，直接扑在了拦在最外围的亡灵傀儡身上。但是他们的攻击对傀儡并没有什么作用，傀儡们挥着一件又一件，一只只魂蝶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但是魔头和龙族里面也有远程束修，傀儡们还是受了点伤。黄泉元帅开启全体治疗，不断为他们补充着血条。千仞鬼域依旧笼罩在所有魔族、龙族和魂蝶的头上，在这样的伤害下，任何一方最起码都受到了两方攻击。在后方的海界魂蝶已经赶了过来，看向江疏雨的瞬间充满了恨意。哗！他们自发地朝着江疏雨冲去，将他淹没在黑色的翅膀底下。哈哈，这就是报应！可恶的人族，活该！6段甲不断绽放着暗芒。江疏雨看清了他们的攻击后，原来是口气啊！我的好奇心被满足了，再见！江疏雨手指轻轻一挥，1000多道樱木刃凭空飞出来，朝着他身上的魂蝶飞去。唰！砰！砰！啪嗒！风暴中的魂蝶们掉在了地上。站在正中央的江疏雨一点异常都没有，像是过来喝茶的。他是怎么做到的？怎么突然就死了一大片？这个攻击也太可怕了吧！魔族和龙族看着他的眼神突然警惕起来。猎杀海界魂蝶那么容易的江疏雨会是什么简单人物吗？千仞鬼域伤害增幅14倍，再加上枯骨烂渣的16倍血条伤害，这些魂蝶不想死也得死啊！江疏雨看着地上的魂蝶，眼底晦暗不明。几个亡灵傀儡转过身来，捡起地上的魂蝶，朝着天空丢去。砰！爆炸声，千道飞刃，伤害增幅。几个技能下来，被圈住的高阶魔头立马死了一片。警惕心极强的龙族早就撑开了护盾，龟缩在一边。太可怕了，这家伙比成千上万的魂蝶还可怕。高阶魔头生死的模样历历在目，没有一个龙族错过。现在他们哪里还有要猎杀江疏雨的勇气？很快，场上的魔头被肃清完毕，江疏雨的眼神朝着龙族飘了过来。啊！有不惊吓的龙族法修尖叫一声，就看到天空之上有几个魔头的尸骸飞来。砰！护盾晃动了2下，砰当破碎。众龙眼前一片白光过后，再没有什么意识。亲吻5花了，还差一点点就6花了。呼哧呼哧，海界魂蝶成群结队扑扇着翅膀，还是朝着江疏雨飞来。江疏雨丝毫不在意他们眼底的威慑，来得越多越好，都是来送经验的客人。砰砰！接下来整个山谷之中就是连绵不绝的爆炸声，周围的山脉都在震颤，因为爆炸的反应太过剧烈，不知道又有多少魂蝶从山脉之中飞了出来。江疏雨一看更加高兴了，原来还有这么多，突然不嫌弃你们的经验少了呢。他的经验不断爬升着，飞速上涨。嘣！山谷末端最高的那座山峰突然炸裂开来，2个漂亮的湛蓝色翅膀打开。那不会是虫后吧？魂蝶也是虫族，和之前他在荒芜雪原遇到的雪蝶应该差不多。呼！巨大的蝴蝶展开翅膀，风声呼啸在整个山谷之中，转瞬就前进了数百米。死！他张开了嘴巴，无数正在攻击江疏雨的魂蝶立马调转了方向，朝着他飞去。什么情况？怎么不打了？
江疏雨一脸蒙圈，没看懂重后的这个操作。LV66海界魂蝶后，王级妖兽，攻击和速度都是96000，防御12万，最弱的精神力都是5万。他沉默了，谁能告诉他为什么魂蝶的头这么恐怖？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这个蝶后只是多出了2个技能而已。干了！江疏雨一个咬牙，做出了决定。逃是不会逃的，至少要打过一遍，试试自己可不可以才行。眼看着蝶后扑扇着翅膀，还没有攻击的意思，看向他的眼神冷漠无比。死！那些朝他飞去的小魂蝶在他身旁叽叽喳喳的，似乎在汇报刚才的战况。江疏雨难受的皱起眉，正当他纠结要不要戴上耳塞之时，天地静差，一种毛毛的感觉从他背后升起。只见蝶后的2个黑眼球盯着他，毫无感情波动，继续缓缓扑扇着翅膀，浮在空中。咦！一种声波瞬间席卷了整个山谷，让江疏雨的耳膜差点被撕裂开来。他眼前的山谷都在颤抖，亡灵傀儡和鬼灵魔法师们都在受伤。6段甲闪烁着暗芒，一次又一次抵挡着这种声波攻击。黄泉元帅丢出全体治疗，才能缓解傀儡和魔法师所受到的伤害。蝶后的数据已经远远超过 LV78的普通王级妖兽，仅仅一个声波攻击而已，竟然就能造成如此伤害。江疏雨蹙眉换了一套6段甲后，就看见魂蝶们全都朝着蝶后飞去，融入在了他的躯体之中。原本就庞大的身躯，此时更大了，有黄泉元帅的3倍之巨。山谷之外，糟了，蝶后出来了，怎么这么快啊？不是前不久才出来过一次吗？真要命！咱们快逃吧！我才刚来海界，又遇到了，上次也是这样，我咋这么倒霉啊？没办法，蝶后见啥吃啥，咱们还根本打不过。此时，不管是人族、魔族还是龙族，都慌乱无比，朝着远方飞去。之前有龙族组织过100头龙一起去打，结果都没有杀死蝶后，还死伤惨重。不少妖兽听到这个声音后，也瞬间色变，赶紧跑路。江疏雨的脸色沉了下来，因为地上死去的魂蝶也消散了，化为光点，融入在蝶后身上。虽然蝶后的体型还不如青苔兽，但是伤害实在太高了。蝶后身上出现了上百只黑色眼睛，一闪一闪的，也许能让亡灵傀儡直接攻击眼睛。蝶后身上的毛也可以抓住，亡灵傀儡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被甩下来。江疏雨在脑海中思索着战术。蝶后停止了体型的变化，朝他冲了过来。我怎么这么快啊？蝶后的速度比之前快上了不少，翅膀一扇就到了江疏雨眼前。江疏雨无法吐槽，因为这样正符合他的心意。呼，千仞鬼域施展出来，化身万千攻伐之力，笼罩住了蝶后。嘴里吐出尖刺的蝶后瞬时凝固在了原地，震惊地看着周围紫色的雾气，还有上千道樱木刃。好机会！眼看蝶后被樱木刃吸引注意力，全力抵抗着飞刃的攻击，亡灵傀儡把刚才死去的龙族、魔族尸骸朝着蝶后扔了过去。砰！爆炸声响起，蝶后疼得尖叫起来。他振翅一挥，将所有伤害全部弹飞。看向江疏雨的2个大眼球中，江疏雨能够感受到他的愤怒。他张着口气，扇动着翅膀，就要朝着他飞来。江疏雨突然一个晃神，整个人的意识被牵动，想要脱离他的身体。如果不是有6段甲的阻隔感，恐怕那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他的意识就会变成蝶后的口粮。原来以魂为食是这个意思，如果不是6段甲，根本没法反抗，厉害啊！江疏雨心有余悸地拍着胸脯。刚才他的魂魄被牵动的时候，元帅和傀儡、魔法师都停下了攻击，不过幸好后面都恢复如初。而蝶后也疯狂摇头，不敢置信，为什么眼前这些东西没有灵魂？江疏雨眼睁睁看着从蝶后残破的伤口之中，竟然钻出了一些小魂蝶来，翅膀舒展开，蝶后的身体恢复如初。你弄我的魂魄，我也弄你的魂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最喜欢了。死！蝶后发出痛苦的喊叫声，再次传出了山谷。但江疏雨没管这么多，直接让傀儡们爬上了他的身体，抓住蝶后身上的绒毛。嘎吱！怎么掉下来了？江疏雨挑起眉头，看了一眼掉在地上的傀儡，再抬头看向蝶后，只见他身上被抓住的绒毛竟然都长出了小翅膀，只要不注意，傀儡就会滑落下来。得，换个战术行了吧？江疏雨摇摇头，把另外8个黄泉元帅都召唤了出来，2400个傀儡，1200个魔法师，整整齐齐，让魔法师集火攻击。江疏雨下达了指令后，亡灵傀儡立马变成了伤害辅助，负责跳起来丢出雷霆万钧补刀。蝶后的身躯突然后缩了一下，还想跑？江疏雨看见他的动作，立马猜到了他的意图。想跑是不可能的，当他的影子纠缠是摆设吗？江疏雨勾出蝶后的影子后，再次释放魂火。喜欢玩魂魄，那就陪你玩个够。6段甲再次闪烁，挡住了蝶后的嘶鸣声。每当傀儡被震开，黄泉元帅就会使用净化技能。虽然蝶后的攻击力很高，但是傀儡们的防御也不差，再加上军队的整体增幅，还有影盾和御盾的存在，蝶后的攻击都被削弱了不少。如此一来，一向因为自己的灵魂攻击杀出威名的蝶后第一次受挫，战局瞬间一面倒起来。江疏雨抱着胳膊，喃喃开口：“这也太顺利了吧！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些魔族、龙族没必要跑啊。”在他匪夷所思之时，蝶后身上忽然爆发出刺眼的光芒，所有亡灵傀儡和魔法被弹开，就连影子也突然扑了个空。江疏雨目瞪口呆，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擦擦眼睛：“不是吧？怎么变成人了？”在刺眼的蓝色光芒中，蝶后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女子，身形曼妙，原先的2个翅膀裹住了她的身躯，逐渐变成了一件长裙。重重叠叠的裙纱之下，蝶后的肌肤雪白，
只是身高依旧有10米之距。如果不是亲眼看着它变形，江疏雨绝对不敢相信这竟然是蝴蝶变成的。但江疏雨对猎物的美貌无动于衷，丢出探测术，确认只是2段变形，攻击增加了6万，精神力减少了6万而已后，松了一口气。只要不是7段变形就行，如果像乔巴那样，谁受得住？他挠挠后颈，活动了一下脖子，猎物变小了，击中精神啊，我的元帅们！他咧嘴轻笑，让亡灵傀儡冲了上去。鬼灵魔法师继续攻击，咔嚓咔嚓。突然，一道尖锐刺耳的进食声音传入了江疏雨的耳朵，弄得他牙酸。江疏雨抬头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瞬间表情古怪，这家伙怎么能吃傀儡呢？一点淑女形象都没有，实在不符合他的长相设定。嗡！蝶后身体的某处发出亮光，残破的衣服和肉体恢复完好。他冷漠地打量了自己一眼，然后继续伸出手，就要继续捞个亡灵傀儡。江疏雨整个人瞬间就不好了，他还是第一次遇见能吃亡灵傀儡的妖兽，真要命！那就看看谁先把谁处决吧。江疏雨的眼底发了狠，将影子纠缠撤掉，换成了千仞鬼域。此时蝶后已经吃下了3个亡灵傀儡了，如果不尽快把它解决，恐怕还会更多。他丢出了魂火，蝶后立马痛苦无比，丢下了亡灵傀儡，抱住脑袋，蓝色的双马尾依旧扇动着，充当他的翅膀，防止它掉下来。疼了许久，蝶后紧闭的双眼突然睁开，不行，要恢复伤势。此时他的脑海里只有这么一个念头，他忍着疼痛，强逼自己忽略掉那来自灵魂深处的疼痛感，一边拍下自己身上的傀儡，一边抓住傀儡往自己的嘴巴里塞。虽然没有肉，但是能恢复伤势，只要能满足这一点就好。他的攻击力上升后，傀儡每次从他身上被拍下来都要受不小的伤，但没关系，有黄泉元帅的全体治疗在，下一个呼吸就能痊愈。江疏雨退居2线，不断补充魂火的同时，观察着元帅们的指挥。受伤的退到最后，排队出战，最前方的便接下攻击的担子。等受伤的那一批排到的时候，身上早就没有伤势了，而且精神倍儿棒，让我轻松很多吗？江疏雨这样想着，手里的魂火和樱木刃不停。现在蝶后的恢复速度完全跟不上江疏雨的攻击速度，而且就算有被吃掉的，江疏雨也会把自己麾下直属的傀儡补充到军队之中，完全不受影响。恶心的人类！蝶后幽怨地吐出了这么一句话。江疏雨挑眉，你还吃魂魄呢？好意思说我？哼！蝶后不再跟他打嘴仗，手指一挥，身体之中钻出了不少海界魂蝶出来。这些魂蝶刚出来的瞬间，江疏雨眼底划过惊喜神采，让魔法师们攻击那些魂蝶。砰！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江疏雨正随时准备着丢出枯骨烂炸呢。砰砰砰！爆炸声不断响起，等阵阵烟尘散去之时，蝶后身上的衣物和肌肤已然残破不堪。他的眼底闪过一丝懊悔，立马把地上死去的魂蝶吸收进了体内。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他死死咬住牙齿。看到蝶后转身就要飞离，江疏雨嗤笑一声：“笨蛋，难道不知道后背不能随便留给敌人吗？”江疏雨大手一指，黄泉元帅们立马会意，以蝶后的背影为目标攻击。啊！蝶后惨叫连连，樱木刃也再次出现，飞刃刀刀划破他的血肉。他没有力气再支撑2段变形了。从空中掉落下来之时，他的身体又变成了巨大的蝴蝶，趴在地上奄奄一息。原本黑色明亮如宝石的眼睛，此刻灰暗万分。蝶后的本能还在，或者说他体内魂蝶们还有支撑他作战的意识。在傀儡们试图利用绒毛爬到他身上之时，两半的翅膀展开，让傀儡滑下去。蝶后发出最后的凄鸣。这是什么攻击？江疏雨自言自语间，大地震战！地震！大地开始钻出层层缝隙，突然裂开。收回！江疏雨立马给元帅们发出指令，将傀儡和魔法师们收了回来。刚掉了一半的傀儡们转瞬消失，让江疏雨松了一口气。他找到一块稳固的地面，低头看去，一群群魂蝶正在地底下乱飞，所过之处空空荡荡。原来不是地震，是被吃掉了。你们叫什么魂蝶啊？叫饕餮得了，啥都吃。江疏雨边吐槽边坐在这片高地，欣赏着这场地震壮观的美景。山谷之外，正在奔逃的人群听到了蝶后的凄鸣声，这是回光返照。一位御兽师看到众人疑惑的眼神，开口解释：“不会吧？什么人敢杀蝶后？总之肯定不是简单人物，毕竟那东西已经有多少年没被杀过了，不是吗？羡慕啊！那支小队肯定会得到魂石，还有超厉害的绿级极魂万代。羡慕归羡慕，我们也只能等等级上去之后再考虑，而且还不一定能打得过。是不是地震了？国粹，再跑快点！别看了，地震的震感越来越强，传到了山谷之外很远的地方。呼！江疏雨眼前一花，耳边闪过一道风声，当！6段甲掉落在地的声音清脆通透，在整个地底中打出回音。蝶后此时受了重伤，根本无法飞起，眼神也只是悠悠朝他飘了过去，然后又收了回来。一人一妖的呼吸在寒冷的地底空间中显眼无比，一道道热浪闯入空气。呼哧！密集的翅膀扇动声从阴暗的角落传来，江疏雨已经隐隐有了猜测，果然是之前看到的那些魂蝶。想要治疗伤势，经过我同意了吗？江疏雨轻笑一声，直接丢出了影子纠缠和樱木刃，一边拖延他恢复的进度，一边重伤他。周围乱飞的魂蝶们受到了攻击，纷纷掉落。他也没让傀儡们出现抛弃魂蝶，直接使用枯骨烂炸。蝶后就在魂蝶们的正中央，几道爆炸下来，他根本承受不了那种疼痛。这下倒好，伤势没有恢复多少，
反而又加重了。蝶后嘶鸣一声，魂蝶们纷纷后退，不敢靠近。他深深看了江疏雨一眼，迅速向后转身退去。他的速度非常快，远超于江疏雨，很快就消失在了黑暗之中。但是再怎么消失，都逃不出影子纠缠的范围。蝶后挣扎的声音响起，江疏雨立马捕捉到了声音来源的方向。感受到江疏雨的靠近后，他索性也不隐藏了，嘶鸣起来，赶走想为他治疗伤势的魂蝶们。跑得真快，但还是逃不出他的手掌心。蝶后的嘶鸣声越发凄惨起来。哼，想杀人的时候怎么不卖惨？江疏雨都快笑了。在影子的牵制下，他和蝶后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蝶后都哭了。在感觉到蝶后的速度越来越快之时，江疏雨立马放出了亡灵傀儡，想要对他进行拦截。砰砰！蝶后不管不顾地将亡灵傀儡们打飞，连一点点对战的心思都没有。为什么那么急着往那个方向跑？江疏雨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如果只是为了逃命，在看到亡灵傀儡的时候应该改变方向才对，何必一定要拼着重伤前进？心中有了肯定的猜测后，江疏雨立马做出决定，不行，不能再让他跑了。那个方向的尽头一定有什么东西能够救他。江疏雨直接被扛在了一个亡灵傀儡的肩头，朝着那个方向追去。很快他就挡在了蝶后的前方。蝶后看到他，依旧一股脑的想把他撞开。嘣！一道身影被撞开了，但不是江疏雨，而是蝶后。他的眼底充满震惊，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人族竟然可以拦下他。他的眼底灰败无比，逃不掉了，逃不掉了！心头的恐惧爬了出来，求生的欲望熊熊燃烧。蝶后一咬牙，想从江疏雨的上空飞去。他扇动着残破的翅膀，呼啦，嘣！蝶后落在了地上。他的眼前都是密密麻麻的傀儡，他们将上空包围，拦住了他的去路。数不清的剑和魔法落在了他身上。几分钟过后，蝶后发出最后的嘶鸣，他永远的闭上了眼睛。击杀 LV66海界魂蝶后，王级妖兽，经验加660000，获得绿级极魂匕首、绿级极魂铠甲、绿级极魂腕带、魂石星号5。竟然都有附带技能，还有全属性加成，我没看错吧？这个魂石还能永久增加精神力，也太适合我了吧！江疏雨心中笑得合不拢嘴，也太赚了，不枉他花了这么多时间跟这个蝶后纠缠。他直接利索的把极魂腕带套在了手上，匕首就留着吧，属性不错，可以给西西用。魂石倒是可以帮助他现在补充一些傀儡，不过100个亡灵傀儡还是不能补充他的损失。一道清风吹来，气息沁人心脾，地洞里面竟然会有这么舒服的气息。江疏雨想都没想，直接迈步朝着风吹来的方向走去，那就是蝶后刚才逃跑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呢？他追寻着这道风的踪迹，一步两步，没想到来海界才不到2天，就已经收获颇丰。他实在太喜欢这里了。突然，江疏雨顿住了脚步。这是……江疏雨眨巴着眼睛，不可思议，蝶后竟然私藏一个秘境，这也太霸道了吧！他咽了一口唾沫，本着不浪费一点时间的精神，盘坐在地入定。整个山谷和山谷附近早就因为刚才蝶后的动静一跑而空，安静万分。2-3个小时后，江疏雨仔细检查了一下怀里的高级顺义附录，这才起身走了进去。他之前买的那些只对普通副本管用，幸好有师尊准备的这些，到时候情况不对也方便跑路。山谷之外，就在江疏雨踏入秘境之时，一群龙族来到了此处。这14头龙专门攻克亚洲级难度，装备完善，技能全部觉醒完毕。最重要的是，他们默契十足，马上就要进入魂蝶的领地了，大家小心为上。一群人小心翼翼地穿过山谷入口后，看到谷内场景的瞬间都呆滞住了。这是什么情况？发生过地震了？魂蝶都不剩多少了，所有的山脉都炸开了。闻言，领头之人看向了一处地方，那里不是还好着吗？咱们去那看看吧。是，领队。真好奇是哪些人来杀的蝶后，竟然把这个地方搞成这样。蝶后死没死还不一定呢，也许来杀他的小队已经死了。那我们还去看吗？去，当然去。偷偷看一眼，情况不对就跑呗。要是蝶后身受重伤，我们还能给他最后一击。有道理。10几个人立马讨论出了结果，朝着那个方向前进。过了不久，又有一队人出现，这些人至少都是 LV57以上，领队已经有 LV60了，同样是14人。他们身穿玄武圣地衣袍，衣袍上有昊天峰的标识。魂蝶秘境之中，整个空间中都是浅蓝色的空气，呼吸一口都觉得舒服，好浓郁的灵气。可惜不能靠灵气修炼。江疏雨深深吸了一口气，将体内的浊气吐出，实在太舒服了。蝶后的气息，看来这里就是蝶后的老巢了，竟然在秘境里筑窝，难怪那么强。江疏雨越走越远，穿过一片小森林后，就看到了一片山谷。这地方不是和外面一样吗？江疏雨拧眉，丢出了一道探测术。魂蝶巢穴，原来这不是山啊！他原本还以为这个秘境是蝶后独占的，原来是秘境里面的生物繁衍过多，所以才霸占外面的区域。这得多少年没人打才会这样？江疏雨扶住额头，有些无语。不对，蝶后应该相当于雪原蝴蝶、幕后，还有虫形的虫后才对，否则怎么诞生这么多卵？这是捅了虫窝吗？江疏雨叹了一口气，认命的朝着深处走去。来都来了，打了再说。走了许久，他到了山谷深处，走进了那最大的山峰中。果然 ，LV67魂蝶皇级妖兽，精神和防御都到了24万，另外2个数据都是0，但他有一个应付魂火的技能，灵魂减伤30%，
一旁4个毛毛虫张开口气，发出一道嘶吼，然后3只乌鸦从天空飞过。为什么没感觉受到攻击？江疏宇迷茫地抛出探测术，这才发现这4只大虫 LV60魂蝶皇位元帅级的攻击和速度都为0，跟魂蝶皇一样，但是精神力也有魂蝶后那么高，原来一点攻击力都没有啊！他的唇角勾起，手一挥，10个黄泉军队全部出现，整整齐齐。黄泉元帅们立马施展技能，为所有部下进行增幅。整个山洞里都是技能的释放时的光点。4个皇位扭曲着身子，毛毛虫脑袋碰在了一起。嗡！一道嗡鸣声响彻此处空间，泛着白光的网出现在江疏宇眼前。护盾啊，没关系，这种东西打爆就好了。眼前的结界是皇位们的精神力编织成的网，数值高达100万，但只要有数字就能打破。一道古怪的声音传到了江疏宇耳朵里，他整个人瞬间都不好了，就连所有的傀儡与魔法师，甚至黄泉元帅都难受无比。破碎的影盾，不断晃动的魂火，就是他们受伤的征兆。江疏宇因为有6段甲，算是幸运的。这就是催魂技能吗？群体攻击啊，如果我有就好了。想归想，应付还是得应付。元帅们立马施展全体治疗，傀儡和魔法师都缓了过来。幸好出发前已经召唤出元帅这种生灵了，不然这些傀儡和魔法师受伤了都找不到地方哭去。丫的，上！江疏宇一个咬牙，就让亡灵傀儡冲向了结界，挥剑砍下。2000多个，题海战术懂不懂？他冷哼一声，看着傀儡们前赴后继地拥在了皇位们构造的结界之上。明明在各种增幅下，他们的攻击力已经超过了5万，挥剑砍了2波下来，再加上1000多道魔法攻击，结界却依旧毅然不动，只有阵阵波纹荡漾开来。整个秘境之中游荡的灵魂之力都情不自禁地附着在结界之上，不断为那个结界补充着所需要的能量。原来蝶后不过是帮忙收集灵魂的工具而已。江疏宇一个总结到位，心中猜测着是不是没有人杀过魂蝶皇，甚至连发现都没有。毕竟如果只有14个人的话，战力也不太够看啊。没看他这里3000多个都不管用吗？江疏宇心中在流泪，一次次催魂被丢出来，阻断傀儡和魔法师的攻击。打死傀儡他都没想到，以前自己专门用来打断妖兽技能的手段，现在被用来对付自己。整个空间内，两方势力的头都在思索着怎么把僵局打破，获得压倒式的胜利。轰！江疏宇不明所以，看到6段甲爆发出刺眼的暗芒的下一秒，就看向了魂蝶皇，并给自己换了一套铠甲。那种攻击太过强大，再来一次肯定会挂掉。眼看偷袭失败，魂蝶皇立马换了下一个目标，一个还举着剑的傀儡僵硬地从战友的肩膀上摔了下来。这该不会是他的技能魂吸吧？江疏宇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攻击也太可爱了吧！魔法师丢技能，没有技能就平 A， 专打一个点。元帅听不懂江疏宇的话，但能理解他的意思，立马继续指挥。魂火根本没办法穿透这个精神力凝结的结界，只能在上面附着。而千仞鬼域也同样无法锁定目标，漫无目的在空中飘荡几个呼吸后就消散在了空中。亡灵傀儡有节奏的，每隔几秒就掉下一个。江疏宇突然有些恼火起来，这什么鬼？这么难打？要是其他人知道他的想法，一定要吐血。在众人有记忆以来，能杀死蝶后的人屈指可数，更何况杀到魂蝶皇的面前。在他恼火的时候，结界被击中攻击的那个点已经有了变化，蜘蛛网般的细纹聚集在那个点周围。咔！清脆的响声吸引了江疏宇的注意力，看来真的可以。传说中的给我一个点，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但随即，那个蜘蛛网再无一丁点变化。江疏宇神情古怪的扭头看向了魂蝶皇，只见他极为嚣张的张开口气，咧嘴笑起来，嘴里吐出2个字：蠢货！挑衅我！江疏宇胸腔起伏不定，差点被气笑了。这皇级妖兽都这么会挑衅人的吗？又死去了20多个傀儡之后，江疏宇把自己麾下为数不多的傀儡转移到了军队之中。就在这时，一直吹动在整个山谷里的风戛然而止。江疏宇知道这是魂蝶皇把秘境入口给关闭了，看来是有信心把自己杀死了。哼，我倒要看看咱们鹿死谁手！江疏宇踱步走向了蜘蛛网所在，手指一点，枚枚樱木刃朝着那个点飞出，像个钻头，钻头不断补充上来，磨灭补充，磨灭补充，就这样不断循环着。打不破，能钻一点是一点。樱木刃持续飞出，一连1000多个樱木刃耗光之时，也才钻了几十米的凹陷区域出来而已。是的，这个网明明有清脆的声音，但是却不能像玻璃一样钻破。服了，精神力这么赖皮的吗？江疏宇还是第一次爆粗口，他气得一掌拍在了这个结界之上。有灵魂的气息。那刚刚我烧结界的时候，那个魂蝶皇怎么没反应？江疏宇眯起了眼睛，好家伙，还会兵不厌诈是吧？这个东西你刚才不怕是吧？他笑眯眯地看向魂蝶皇，指尖燃起了一缕魂火，那我就给你放个烟花看看吧。那缕魂火落在了结界凹陷处，瞬间火焰窜了出来，差点冲到江疏宇的脸上。他赶紧向后退了一步。人族果然卑鄙，竟然识破了本皇的战术。魂蝶皇愤怒地开口，一道无形的魂吸技能转移到了江疏宇身上。哼，你用就叫战术，我用就叫卑鄙。智商不需要，请捐给有需要的人。不，别人估计还嫌弃。他一边回怼，一边更换身上的6段甲。江疏宇并不知道那个技能长什么样，只知道6段甲亮一下就该换了。手中的魂火不停，全都集中在凹陷处燃烧。皇位们扭曲着身子，汲取着周围的灵魂之力，不断为结界补充能量。可是，终于破了个洞，看来你的好运到头了。
江疏雨平静的话语在魂蝶皇的心中掀起了道道波澜，久久不去。这个人族为什么突然给他一种危险的感觉？一只皇位爆发出惊天的惨叫，千仞鬼域的伤害加成下，不知道有多少亡灵傀儡和魔法师打在他身上，数不清的攻击叠加在一起，让他重伤不已。整个结界晃动起来，不再像刚才那般稳固。皇位的防御说到底不过6万而已，怎么能承受得住这种攻击？没多久，一个毛毛虫就躺在了那里，尸骸还散发着热乎的气息。Party 时间到，江疏雨的眼尾划过一抹兴味，在结界一眼可见的缩小1/4之后，江疏雨直接施展出了招牌技能枯骨烂炸。这么一场爆炸下来，另外3只皇位立马身死，伴随着魂蝶皇的惨叫声，白色的结界瞬间消失。江疏雨压根没想到过会炸死魂蝶皇，能炸伤他也是一个惊喜了。魔法师们的技能瞬间集火到了魂蝶皇身上，从他的身上瞬间掉下一块块血肉，不说血肉不太合适，应该说是虫血。江疏雨能够看到里面都是一颗颗卵，里面正孕育着生命。亡灵傀儡们也零件冲了上去，有3匹还扛起了皇位，朝着魂蝶皇跑去，务必将他置身于爆炸中心。魂蝶皇看见那3个皇位的尸身朝着自己跑来，哪里还不明白江疏雨想做什么？死！他张开口气，身上不断有流光落在地上的虫穴之上，刚才还小的只有拳头大小的卵，眨眼之间硕大无比。江疏雨立马会意，猜到了他想做什么，看来想早点上西天啊。那我不介意帮你一把。催化这些虫卵也是魂蝶皇的技能之一，江疏雨早有准备，只是没想到他真的会使用。没多久，上百只魂蝶被孵化出来，破开重建。魔法师们早就做好了准备，将技能全部对准了这些突然出现的大型魂蝶。千仞鬼域也笼罩在了他们的身上，没几下就掉下了几只，足够了。此时，一片无形的波动袭击出来，成片的傀儡受到了伤害，更是偷偷袭击向了黄泉元帅。魂系！本来还在释放全体治疗的黄泉元帅突然顿住了，整个人摇摇欲坠，差点倒下。江疏雨心有所感，立马察觉到黄泉元帅濒临死亡的征兆，立马把他收了起来。360个召唤生灵瞬间消失。魂蝶皇似乎发现了什么，惊喜眼睛一亮，决定再次故技重施。魂蝶都得到了指示，朝着另一个元帅冲去。江疏雨眼睛一眯，好家伙，当我有这么笨吗？他直接跑到了一只大型魂蝶面前，同时施展出千仞鬼域和樱木刃，伤害笼罩住了这只魂蝶。樱木刃释放了整整4轮，将近5000道飞刃打在了他身上。死！魂蝶嘶鸣一声，想要振翅起飞，结果却被亡灵傀儡飞起来横剑拦下。哼！江疏雨冷哼一声，施展出了枯骨烂炸。砰！砰砰！整个空间中充斥着爆炸声，一只只大型魂蝶接连倒下，最后蔓延到了魂蝶皇身上。几分钟过后，魂蝶皇再也没有了挣扎的机会。击杀 LV67 魂蝶皇，经验加6700000，获得魂蝶卵、魂石星号10、魂珠星号1。魂石加速精神力恢复100倍，我没看错吧？这么高？他真的没见过加成这么高的东西，和军营道场的速度一模一样，相当于他以后随身携带一个军营道场了。等到了阵营之后，还能叠加使用。还有那个卵，这东西那么多人怕，肯定会有御兽师喜欢，到时候也许能卖出个天价，又能发一笔小小的财。秘境里面果然机缘多啊！师尊诚不欺我。江疏雨心里乐开了花。海棠秘境，天空怎么都变色了？这道金色是什么寓意？有秘宝出世吗？一位在海棠秘境混迹多年的老者淡淡摇头，沉声道：不是秘宝，是黄级妖兽被杀了。什么？黄级妖兽？那岂不是有很多宝贝掉下来？看你是人族，老夫劝你一句，别自讨没趣。多的他不肯再说了。有些人想送死拦不住，有些人则热火朝天的讨论起来。有人杀掉了黄级妖兽，我们也去杀吧。想屁吃！你以为黄级妖兽这么好找？全都隐藏在某个副本或秘境之中。这些副本和秘境有个别称，叫做绝地。绝地我知道，就是进去之后十有九死，想活下来很难。所以啊，咱们别随便去找，万一实力不济被杀了怎么办？有道理有道理。刚来海棠秘境的人甚至打起了抢夺宝物的心思，而熟悉海棠秘境的人根本不敢打杀死黄级妖兽的那个人，如果知道了，一定绕得远远的。那种人物一旦出手，他们不可能逃脱，不死也是半残。不论种族，江疏雨杀死魂蝶皇后就被秘境弹了出来，秘境入口的涡流不断扭曲着，上面的纹路并不完整规律，而且逐渐变得透明。看来魂蝶皇还会再次出现，只是不知道那时会过多久了。江疏雨松了一口气，看着芥子空间内的数量，有些心疼。还好得了个魂珠，不然他得哭死。这是什么东西？一把破剑斜斜地插在地面上，上面的纹路已经看不清了，不知道写了什么文字。江疏雨把军队全都收了起来，拖着下巴上下打量，看了一会儿，看不出什么所以然来，他还是丢出了探测术。鸿蒙剑碑。江疏雨的双眼睁大，搓搓眼睛。如果他没记错的话，这就是师尊口里整个海棠秘境中最大的机缘，但是也是最危险的存在。师尊当初就进去过，如果不是因为鸿蒙界，他要走到神话修士这一步，估计还要花很长一段时间。而探测术也是鸿蒙界中的东西，有多么好用，毋庸置疑。那我要不要进去呢？江疏雨抱起胳膊，思忖良久，最终他还是伸出手，将这个剑拔了出来。没想到鸿蒙剑碑刚脱离地面，瞬间消散化为光点，融入在了他身体上。江疏雨瞬间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枪！一道隐藏在暗处的剑光闪过，千钧一发之间，那剑光和江疏雨擦身而过。江疏雨皱着眉头看向影子领域之中的那个人，此时他正被2个亡灵傀儡的剑架着脖子。龙族！他才看清对方的龙角，那个身影就挣脱了影子纠缠，朝着后方退去。都上门挑衅了，还想跑？江疏雨轻哼一声，直接丢出樱木刃，1000多道飞刃飞出，迅速环绕在那个龙族的周身。龙族杀手避无可避，一道道飞刃从他的身躯中洞穿而出。他心头立马升起了一种危机感，忙不迭地朝自己的小组狂奔而逃。一道治疗术落在了他身上，让他缓过来不少。呼呼，他大口喘着气，压下心头的惊骇，没想到刚才那个人族的防御值那么高，反应那么快。杀！领头的龙族看到他的模样，还有江疏雨上那浓郁的龙族怨气，立马意识到眼前之人是个杀龙惯犯，当即大喝一声。13个龙族和刚才的那个杀手瞬间配合起来，朝着江疏雨杀去。其实他们要围攻他的根本原因，根本不是什么龙族怨气，而是因为江疏雨得到了鸿蒙剑杯后，他身上那道冲天起的金色光芒，这是整个海棠秘境公敌的象征。只要杀了他，就能得到鸿蒙剑杯。江疏雨也知道这个原因，师尊早就提醒过他，只要收取了剑杯，这道光芒就会亮持续10天，不论他在哪里藏身，都会有人找到他。既然师尊都能扛过，我也不能丢了他老人家的脸。江疏雨早就看到剑杯之时，就打定了主意，来一人杀一人，来一群杀一群，杀呀！为我们的同胞报仇。龙族修士说的正气凛然，但是他们的眼底都是贪婪。毕竟 LV36的人族修士又能掀起什么风浪呢？江疏雨漠然地看着他们，直接把10个元帅全部放出，整个山谷尽头全部都是江疏雨的召唤生灵。这是什么鬼？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召唤生灵？哼，大家别怕，不过是 LV36的召唤生灵罢了，又能有多大能耐？对，数量再多，实力不够也只是摆设而已。黄泉元帅已经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加好了增幅状态，亡灵傀儡和鬼灵魔法师们毫不犹豫地丢出技能，数千道雷霆万钧，还有魔法伤害十分强横。龙族对这些气息十分敏感，不好，这些攻击很强。为首之龙立马撑开了护盾，将14人全部笼罩在了护盾之中。第一波攻击扛了下来，但是整个护盾隐隐有摇晃的迹象。江疏雨在众龙慌乱间已经丢出了探测术。LV60的龙族队伍啊，这种实力连蝶后都打不过，还想杀我？笑话！他心中冷笑不已，直接让元帅继续号令他们攻击。护盾之中的龙族惊恐地看着上千道攻击落在护盾上，法修着急的不断为撑起护盾的领队加治疗加增幅。一行龙懊悔不已，刚才他们潜伏在一边的时候，江疏雨跟前的秘境入口已经消失了，他们的眼底只有浑身龙族怨气的江疏雨，还有鸿蒙剑杯。刚才他们派出的杀手几个呼吸间就重伤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意识到这个人不好对付，都怪贪婪冲昏了头脑，一失足成千古恨，恐怕他们今日活不了了。第二波攻击如期而至，一群人头顶上的护盾瞬间被打破，嘣！千仞鬼域依旧笼罩在他们的头顶之上。龙族天生的防御在千仞鬼域的加成下完全不起作用，伤害远超于他们肉身可以抵消的数值。极致防守，为首之龙撑开了自己的屏障，迎上了最前方的亡灵傀儡，而后方的魔法师们也因为他的另一个技能攻击被强制转移到了他身上。抓住机会！法修先找机会逃跑，他大喊一声，身边的队友但凡远程攻击的立马丢出技能，近战的也撑开了自己的屏障，吸引火力为他减压。这些龙族的反应江疏雨看在眼里，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为伙伴赢得一线生机。如果不是异族的话，他还可能考虑放他们一马，当然打得半死再放。可惜对方的勾引亡灵傀儡和鬼灵魔法师是可以屏蔽掉的，只要他下命令。下一秒，傀儡和魔法师们都调转了枪头，对上了除了近战修士以外的龙族。一位大法师丢出了技能，整个地面都在震动，地面塌陷下去，不少傀儡纷纷掉入缝隙之中。快跑啊！几人朝着另外3个法修大喊。原本转身离去跑了几步的3个法修突然一个咬牙，转身看向了他们。不，我们说好同生共死的，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放弃你们？快走！这不是同生共死，而是送死。我们根本打不过这个人族。术修们都着急坏了，眼底都是拼命抵抗的疯狂。3个法修跑了回来，给他们加增幅，丢上治疗术，用行动拒绝着他们的以命换命。这些龙族有男有女，一个女法修郑重开口：我们是兄弟，如果你们要拿命来换我们的活路，那我们还不如一起跟你们死了。就是一辈子活在愧疚之中，那有什么意思？另一个法修开口补充：好，干了。其他术修沉默了一会儿，最终还是一起喊道。但他们都知道这条路已经是末路了。江疏雨心中很清楚，不管这些龙族有多么讲义气，也只对他们龙族自己讲义气而已。在海棠秘境之中，除了自己，谁也不能相信，包括同族。既然你们想一起在黄泉路上作伴，那我就成全你们。江疏雨把掉入地缝里面的傀儡全都捞了出来，看向已经改变阵型，将法修包围在中心的那一群龙族。他将影子纠缠丢出，困住了在雷闪树下现身的隐身杀手和其他所有龙。先把杀手解决了，免得老蹦跶。10位黄泉元帅马下达命令，朝着杀手围攻。但是对方的全体护盾又增加了2层，他摇摇头，速战速决吧。一抹蓝色的光影从杀手眼前划过，他脚下的影子纠缠变成了千仞鬼域。吼！杀手灵魂深处的疼痛让他痛不欲生，
悠远的龙吟声传了出去。1、2、3、4，正在计数的江疏雨突然顿住了。这个龙族并没有死，看来是他小瞧对方的治疗术了。正好3个法修里只有2个都是专门进行治疗的，那只要控制住一个，另一个根本来不及。想清楚战术后，江疏雨的魂火烧到了另一个法修身上，痛苦惨叫的对象立马转变。魔法师们的攻击全部对准了杀手。脆皮杀手刚才本来就受了重伤，1200道魔法攻击下，即便有一个法修不断为他治疗，但根本来不及。啊！龙族杀手瞬间倒地，死相惨烈。OK， 江疏雨轻哼了一声，手指一点，施展出枯骨烂炸。砰！爆炸声响起，除了4个肉身更为强悍的坦克和剑修之外，其他石头龙瞬间身死。他们惊恐地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昔日的队友浑身伤口，失去了呼吸。还不等他们思考什么，耳边就回荡起了接连不断的爆炸声。砰砰！2道爆炸过后，刚才还站着的4个龙族已经躺在了地上，脸上的表情停留在惊骇和不解的情绪。整个战斗不过2分钟，比杀敌后还要轻松得多。江疏雨的军衔眨眼间就多了一个花纹，青纹7花了呀，是不是很快就要到绿花了？他的心情突然好了许多，看着身上的金色光芒，估计上来送死的还不少。幸好海界这里有级别限制，不然他可没地方嚣张去。亡灵傀儡们熟能生巧的把这些龙族身上的武装全都扒拉下来，收到虚空收纳域后，江疏雨大手一挥，他的周围只剩下了2个傀儡。江疏雨走出了山峰，来到了山谷中间，抬头看着头顶的光柱，他有些无奈，这也太丑了吧，弄浅色一点不好吗？但他的吐槽注定没有人听见，在海界之中的人只关注到那象征着最大机缘的金色光柱，只要夺取到鸿蒙剑杯就能进入鸿蒙界。师弟，一个声音响起，江疏雨才注意到前方有一行人，身着玄武圣地的弟子袍。昊天峰。江疏雨自然认得他们身上的符文，但他没有丝毫放松。在圣地之中，那些内门弟子都会嘲笑，甚至欺辱普通弟子，而3大峰弟子的人品怎么样，还真的不敢保证。算了，先礼后兵总行吧。江疏雨当先抱拳行礼，但语气冷淡，见过各位师兄师姐。见过师弟。2拨人马见礼之后，昊天峰的领队萧修苍燕开口道：师弟，你现在这个情况恐怕不适合一个人独处，不如由师兄师姐们保护你。是啊师弟，鸿蒙界是人人眼红的存在，你一个人总会被觊觎的，师兄师姐们可以保护你，你大可以放心。苍燕身后的众人七嘴八舌，看起来很善良，但江疏雨没那么容易放下戒心。他礼貌回绝，多谢师兄师姐们的关心，我自己可以，我还要历练，先行一步。苍燕不赞同的蹙眉，伸手拦住了他，师弟，我们都是看在同为玄武圣地弟子的份上才帮你的，等这时间过了之后，你想再历练，我们不拦你。不用，多谢师兄。江疏雨退开了一步，避开了对方的胳膊，向山谷入口走去。这人真奇怪，明明都不要他帮了，还非要拦住自己。总结下来就一句话，这种人不是圣母，就是要装绿茶夺宝。师弟。苍燕站在后方大喊一声，但依旧没有回音。江疏雨连头都没回。领队，这臭小子给脸不要脸啊！一旁有人走上前来，面色难看至极。他们昊天峰的天骄何曾这样低声下气过？真是给脸不要脸！哼，这种乳臭未干的小子死了也活该。苍燕，你就是闲得太慌了。一个女修冷漠地抱着胳膊，这可不是乳臭未干的小子，也许是什么天骄也说不定，否则怎么才 LV36就到这个地方来？苍燕摇摇头，负手而立，给队友解释他拦下江疏雨的原因。而且刚才的龙吟声你们也听到了吧？但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出来，说明那些龙兴许还会有不少龙族找他的麻烦，那不是正好吗？不愿意跟我们共享鸿蒙界，死了也活该。有人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苍燕皱起眉头，总归都是人族，能抱团取暖就抱团取暖，不能胡乱杀人，更何况他还是我们的师弟。女修笑嘻嘻的，我们当然不杀小师弟了，现在整个海界之中想杀他的人多的是呢。有几个对鸿蒙界都颇感兴趣的人也站在了苍燕的对立面，一个小小的 LV36修士而已，想在海界里横着走10天，怕不是做梦呢。如果他被夺了宝贝，我们再去抢，可就不算我们欺负师弟了。另外几人始终惦记着同袍情谊的人，都为江疏雨说起话来。那位师弟应该不是什么简单人物，否则为什么在领队拦下他的时候那么戒备？知道鸿蒙界的人应该家世背景或者他的师尊地位崇高，至少有保命手段，不怕死。你们最好想清楚了，要是动手惹到圣地里的某位，恐怕下半生都不得安宁。就是我们虽然是3大峰的弟子，但距离那些背后有靠山的，不也还是差了一大截吗？别有那些歪念头。苍燕点点头，师弟师妹们考虑的不错，我也正是这么想的。反正不能对师弟动手。这些人心中的小九九江疏雨一点都不在乎，因为他知道像鸿蒙界这么大的机缘，肯定有不少人觊觎。如果没有一点点贪念，那才真的是怪了。江疏雨漫步到了一片山洼处，寻到了一片空地，随手用樱木刃砍了一些树木小枝丫下来，升起火堆。我看看，土豆、烤肉、羊排，吃这些就够了。他熟练地准备起餐食，恍然间才想起来自己做的是2人份。哼，我这烂习惯，现在可没带稀稀出来。江疏雨苦笑一声，收起了一些食材。那傻丫头到底去哪了？早知道就提前问了，可惜百里前辈都不在，压根没机会。他发着呆，看着火堆上的烤肉，胡思乱想起来。喂，烤肉要糊了，你还吃不吃？一个嚣张的男子声音响起。江疏雨蹙眉环顾四周，并无一人。这么快就忘记小爷我的声音了？小爷我是系统。江疏雨暗自翻了个白眼，你什么时候成小爷了？好好说话。烤肉真香，可惜小爷不能吃。哎，系统重重叹了一口气，
小爷我也不废话了，鸿蒙界是个好地方，你可别把剑杯弄丢了。你说的这句话就是废话，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吗？江疏雨蓦然吐槽起来，然后问道：你怎么突然醒了？还不是为了催你用魂珠？好吧，其实是为了鸿蒙界，怕你丢了剑杯进不去。哦，江疏雨轻轻点头，就不再说话了。系统为什么在耳坠中？为什么要给他觉醒天赋？为什么那么在意鸿蒙界？有太多问题了，但江疏雨懒得问，反正走到了一定的地步，谜团肯定会解开。嚣张的系统看他不说话，也明白他这种佛系心态，也懒得说话了。反正这家伙比起大多数人还要强，根本不需要他操心，至少在海界里性命无虞。再说了，他不是还可以复活吗？江疏雨看烤肉和土豆还没熟，直接把这活交给了傀儡，取出魂珠，用精神力触发。霎时间，江疏雨整个神魂都飘了进去，在魂珠中盘坐起来。这好像是自然而然的动作，被魂珠指引着如何恢复精神力。几分钟过后，江疏雨就从入定状态退了出来，神清气爽。啧，这魂珠也太强了吧，竟然那么快就把精神力恢复了。江疏雨惊叹不已，今日的魂石本来就给了他十足的惊喜，现在还有了魂珠这个宝贝，他可以肯定接下来的10天，只要不遇上3阶修士，他基本都能逃脱，甚至可以战胜对方。从傀儡的手中接过烤串后，隐遁竟然直接出现，把烤串给弹开了。江疏雨一脸懵圈，别跟我说这玩意儿被人下毒了，而且什么时候的事？枪，没想到还有自动防御技能，真是小瞧你这个人族了呢。一道阴冷的声音从黑暗中响起，一个魔头从树上扭曲着出现，蛇头蛇尾，一只巨蟒，身上的纹路黑白相间。银环蛇，枪，本魔才不是那种弱小的动物，本魔是幻银魔。巨蟒吐着蛇信子，很不服气地说了这句话。江疏雨眯起了眼睛，有些无语，随心抛出了探测数。LV60幻银魔，除了速度是24000以外，另外3个属性都是36000，比亡灵傀儡还弱呀。就是会下毒隐身，这2点挺烦的。可以杀。他立马在心中分析出了要点，而对面的幻银魔似乎是个话痨。枪，本魔真没想到能得到鸿蒙剑杯的好运家伙，竟然是个 LV36的人族小修士。你是怎么进海棠秘境的？本魔不管。总之，你得了秘宝之后遇到的第一个人是我，只能自认倒霉喽。枪。江疏雨正准备召唤出一批军队的时候，幻银魔张开了嘴巴，一道毒烟伴随着他的口臭喷涌而出，朝着江疏雨的方向蔓延过来。真臭！速战速决吧！江疏雨随手给自己弄了个灵气口罩后，冲进了毒烟之中。5秒之后，一道扑通倒地声响起，6段甲闪烁着暗芒，江疏雨踱步走了出来。哟，竟然值3000积分，赚了啊！那这些食材浪费就浪费了吧。江疏雨轻笑一声，打算换一个地方休息。等了几分钟后，一群人才从灌木丛中稀稀疏疏地走了出来，正是昊天峰的那一群人。这群傲气的天骄眼底都是震惊，这怎么可能？他竟然能那么轻易就杀死了 LV60的高阶魔头？会不会他的级别只是假象而已？其实他有 LV60甚至更高，有可能。看来我们小看这个人了。苍焰无奈的点头。江疏雨既然能杀死 LV60的高阶魔头，想在海棠秘境之中生存完全不成问题。海界的妖兽基本都在 LV40至 LV69之间，只要不去惹级别最高的那一批就能横着走。但是如果孤身前行，3个种族里自然是人族最危险，最容易遭遇不测。因为魔族和龙族都可以飞，但人族遇到危险想要逃命可就不容易了。江疏雨辛辛苦苦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石堆围在一起，是天然的烤架。他利落地取出羊排，生火烘烤。这应该是这段时间以来吃的最丰盛的一顿了，后面的日子恐怕不会太平静。他全神贯注，让亡灵傀儡盯着周围，就怕又有魔头再给他下毒，浪费粮食最可耻了。好不容易饱餐一顿，江疏雨舒舒服服地摸了下肚子，结果就感觉到地面在震动。这个震动自然不是来自于1000米之外的昊天峰众人，而像是兽潮。没听说过妖兽也会抢宝贝啊！江疏雨一时间摸不到头脑，看到这些妖兽似乎都是冲着自己来的，而且级别都在 LV54以下，江疏雨立马做好了战斗准备。那群身影越来越近了，又是魔头。江疏雨凝神看着最前方的那只巨大妖兽背上的身影，那人身上的魔气浓郁无比，背后还有好几条尾巴扭来扭去，非常符合狐妖的设定。那女子玩弄着自己的头发，侧身坐在巨大的犀牛类妖兽上，露出了洁白的双腿，看向江疏雨的眼神魅惑不已。6段甲闪烁着暗芒，无意间抵挡了某种攻击。江疏雨立马明了对方定然对自己使用了某种媚术，他语不惊人死不休。你眼睛抽了吗？ LV60狐灵总体数值跟刚才那个魔头差不多，能应付。唯一要提防的就是对方的魅惑，他可是清清楚楚的记得那样两袖清风的李成云都能被柳仙控制住。江疏雨暗自准备好了技能，魅惑之术一定有其不一般的地方，他必须全神贯注，不能轻敌。哥小弟弟，不要这么紧张嘛！狐灵朝他抛了个媚眼，言笑晏晏，又是声波攻击，又是媚术，来而不往非礼也。江疏雨丢出了樱木刃，数千道飞刃朝着狐妖飞了过去。现在他的精神力又多出了15000，樱木刃的威能比之前大上了不少，整整翻了3倍。咻！破空之声不断闪过，狐灵眼底都是惊骇，不明白一个小修士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攻击力。他立马跳了起来，不断躲闪着攻击。但是上千道飞刃哪是这么容易躲闪的？他还是被许多道樱木刃划伤了皮肤，甚至洞穿了身体。樱木刃消失之后，狐灵恼火起来，怒目而视，尖声尖气：“小兔崽子，看本魔不宰了你！”哼，本相毕露了。
江疏宇嘲讽一笑，像抛篮球一样抛着悬浮在手心上的樱木刃。只见胡林金句交加，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赶紧朝上空飞去。但是樱木刃已经飞了出来，朝着他笼罩而去，前后左右和上空下方全部被封死，胡林根本没有逃脱的空间。跟踪在不远处的昊天风一行人都惊呆了，这题是在打魔头？怎么像闹着玩一样？只能说明他的技能太可怕了。胡林都还没有发号施令让这些妖兽攻击他，光是应付这些飞刃就有的受了。胡林怎么可能这么容易甘心？肯定还憋着大招呢。果不其然，轰轰隆隆的脚步声如期而至，众人耳里都是密密麻麻的声音，果然来大招了。看来这位小师弟死定了。别多话，且看着。江疏宇自然也听到了兽潮即将来临的声音，意念一动，一位黄泉元帅就出现在了他身侧，360个召唤生灵也出现了，朝着对面的妖兽群冲了过去。江疏宇随手抛出了千刃鬼域，方便傀儡和魔法师击杀他们，然后继续对付着胡林。樱木刃不断释放着，萦绕在他的周围。胡林快要气疯了，这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不仅不解风情，竟然还对他这么残忍。他的魅惑之术第一次对人族栽了跟头，偏偏他诱惑过来的那些妖兽对上他的召唤生灵也无可奈何。死小子，我会记住你的。胡林眼底差点喷出火来。哦，记住我好到阎王那里告一状，阎王爷不会管的。江疏宇只觉得这个魔头有些搞笑，生死交战，你来挑衅我，我还不能杀你了。噗噗噗，鲜血喷涌的声音不断发出，胡林一边躲闪着飞刃，一边从飞刃的缝隙中朝外面看去。那些妖兽对上江疏宇的那一群召唤生灵基本都被秒杀了，似乎毫无反抗之力，地面上只剩下了零星几只妖兽而已。胡林终于知道怕了，他看向江疏宇的眼神充满了惊恐和怀疑，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江疏宇猜他想说的话是为什么自己这么强，但这种事情怎么能告诉外人呢？记住了，我是人族。江疏宇冷笑一声，打了个响指。这道声音清脆无比，让胡林打从心底觉得毛毛的，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不好，赶紧跑！这个念头刚起，他就硬扛着飞刃的攻击向后方飞去，身上已经鲜血淋漓。呵，江疏宇不知道是不是该佩服对方的反应太快了，还挺敏锐。但是，一道蓝色的火光从胡林的眼前闪过。啊！胡林的惨叫声传遍了整座山，娇媚诱人，但江疏宇显然不为所动，而胡林也没有要留下来继续勾引的意思，忍着疼痛赶紧跑路。江疏宇眼疾手快放出了影子纠缠，但是胡林身上有一道蓝光闪过后，立马挣脱开了影子，加速飞向远方。超出技能范围了。江疏宇心情顿时不美丽了，会飞了不起吗？以后他也能飞。逃出升天的胡林庆幸不已，这个人族小子太诡异了，我一定要赶紧禀报魔王，小心提防这个人族小子。他心中惊恐，赶紧加速逃离，迅速离开了海棠秘境。还在战场中心的江疏宇见妖兽群全都被收割后，便收起了黄泉元帅，朝着之前看到的海界中心点前进。鸿蒙界现在还没有出现的兆头，他只能先平安度过这10天，等待剑碑的指引。现在他的目标就是到达中心地带，寻找神格小秘境，打完 BOSS 获得神格。正好这几天赶路的时间，他可以顺便杀妖兽，杀点龙，再宰一点魔头，积累经验赚取积分。江疏宇继续悠哉悠哉地顶着头上的金色光柱，漫步朝着一个方向前进，丝毫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昊天风一行人目瞪口呆，咕噜，这小子也太可怕了吧！这才多久啊？几分钟不到就把魔头欺负成那样，还把妖兽全都解决了。领队，我感觉这小子实力在我们之上，如果我们遇到这种阵仗，绝对不可能这么快就解决了。苍燕的眼皮跳了跳，此人确实不是我们可以招惹的。你们说，那个山谷里的魂蝶后是不是他杀死的？他的脑海中突然升起了这个想法，所有人立马异口同声道：肯定是。除了他，还有谁有这么可怕的攻击力？别说人族了，就算是其他2族都不可能做到。看来那些想要夺得鸿蒙剑碑的人，恐怕下场都会很惨。领队，那我们还跟吗？你们难道不好奇他之后会怎么欺负别的异族吗？这还用问吗？答案当然是想了。虽然他们实力不济，已经不敢再肖想鸿蒙剑，但是不代表他们不爱吃瓜呀，尤其还是玄武圣地弟子的瓜。但愿我们人族不会有人脑袋被门夹了，想要把这样的天骄扼杀在摇篮里。是啊，这样的人太出众了，应该好好成长下去才是。众人点头，虽然他们曾经想过要杀掉江疏宇夺取宝物，但不代表现在他们认可他的实力。这样的人成长下去，一定会为人族争得更多好处，甚至能让人看到龙族和魔族被打压的希望。几人还悄悄摸摸地跟着，脑海中的想法稀奇古怪，心中的小九九全都变成了敬佩、羡慕。啊！领头的苍燕突然被眼前的身影吓了一大跳，他刚才想东西入了神，完全没有注意到江疏宇早就停在了前方。咕噜，他咽了一口唾沫，尴尬地笑着打招呼：“师弟，好巧啊！”其他一群人也被吓了一跳，但更为吓人的应该是领队的反应，他们不明白领队怎么变得这么奇怪了。师兄好巧，我迷路了，请问海界的中心地带怎么走？江疏宇十分礼貌，轻笑道。现在他敢肯定，这帮人见过自己的手段后，就不会再产生出那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想法了。他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至于这帮人为什么要跟着自己，他心中有了猜测。跟着就跟着了吧，反正只要不会对他不利就行，毕竟杀同门这种事情还是能避免就避免。哦，往那边走。多谢师兄。江疏宇轻笑一声，直接带着亡灵傀儡转身离去。之所以停下来，只是为了敲打一下这些师兄师姐，
让他们知道自己能够感知到他们的存在，不要随便打什么不该打的主意。苍燕突然松了一口气，然后才惊觉到自己的不对劲。不对，我怎么那么害怕？我竟然被吓到了。他拍着自己的胸脯，想要自己冷静下来。苍燕身后的女修表情古怪，师兄，你真的就是想吃瓜吗？你什么时候这么闲了？苍燕沉默了半晌，才沉声道，纵然我们是天骄，但人外有人，我想见证另一个人族强大天骄的崛起。掷地有声，莫名在其他人心里掀起了一道波澜。如果能见证一个强大人族天骄的崛起，似乎确实也是一道荣光。江疏雨无所谓的前进着，没有丝毫想要隐蔽自己躲藏的意思，一路下来自然也吸引了不少目光。这不，一队龙族修士就盯上了 LV36 的江疏雨，才5个人就想杀我，能不能动动脑子？江疏雨暗自摇头叹息，2个手指向上一点，樱木刃和千仞鬼域同时飞出，笼罩住了他头顶上的那几条龙。这几个龙族修士全都用了原形，江疏雨可是《西游记》的忠实读者，挑金拔须什么的不在话下。邦！几头龙掉在了地上，溅起一片尘埃，可惜并不影响亡灵傀儡的视线。一群傀儡冲了上去，挥剑乱砍，魔法师们的攻击也全部落下。此地喧闹了2分钟后，便尘归尘，土归土，安静无比。傀儡们屁颠屁颠的把他们身上的武装全都扒了下来，交给了江疏雨，然后在原地上演消失术。武装收进虚空收纳域的瞬间，江疏雨便直接转身离开了。3天3夜，江疏雨真正动用的力量不过一支军队而已，什么龙族、魔族全都积极的给他送上积分，顺利把他的军衔推到了绿纹。100万积分才得一个花纹，那师尊为我掉的那一朵花得值多少积分？江疏雨突然替南辰星觉得肉疼，以后一定要好好孝敬他老人家。他心中做了一个决定。江疏雨继续朝着中心区域漫步，路上遇到的妖兽也越来越多，妖兽级别也逐渐爬升。听师尊说，中心区域附近 LV60以上的妖兽很多，还是得小心一点，不然召唤出10个军队来应付兽潮，到时候就没有龙族和魔族送上门了。不能吓到他们。江疏雨现在不怕龙族和魔族来杀他，就怕他们被吓到，看到自己的光柱就要跑路。其实这3天以来，他也不是没有遇见人族，但令人惊讶的是，那些人族看到自己后就没有出手抢夺的意思了。没想到还挺团结的。他本来还以为海棠秘境中的人族都是不可相信的呢，现在看来信一丢丢也无妨。第4天，这一日，江疏雨走了好久好久，都没有看到一只妖兽，就连魔族和龙族都没有。奇了怪了，这边怎么这么空？江疏雨虽然心中奇怪，但已经猜测到附近可能有什么恐怖的妖兽存在，否则不会这么安静，而且非常有可能是黄级妖兽。他的眼底亮了起来，却很快隐藏了下去。苍燕和江疏雨的距离稍微拉远了一些，这一段路平静的诡异，他突然想到了什么，糟了，赶紧往后退。他赶紧带着身后的人转身离去，不敢跟上前。至于江疏雨，那小子实力那么强，还需要他提醒吗？恐怕还嫌自己挡着他赚经验呢。领队，难不成这里是他的地盘？苍燕艰难的点点头，好久没踏足这个地方了，差点忘了。你们看那边，一群人看向了一座山峰，光秃秃的，眼皮疯狂抽搐着。还真是，那师弟呢？万一他打不过怎么办？打不过？苍燕的眼底划过一抹惊讶，他完全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性。是这段时间以来见识他的实力之后，太信任他了吗？万一，他越念叨，心中越慌，心中立马坚定了一件事情，看向了身后的一群人。你们先跑，我去把他带回来。说完之后，他就跑了出去，想要把江疏雨救回来。如果眼睁睁看着人族损失了这样的天骄，他死都不会原谅自己。师弟快跑，这里有危险！他大声地喊着，脚步不停，就怕晚了1秒。江疏雨疑惑地转头看向他，不明白这位师兄怎么跑出来了。不是吧？难道这家伙还是个烂好人？他心中吐槽着，却没有说出来。轰隆隆，这一片空荡荡的区域突然剧烈晃动起来，站在空地上的2个人都摇晃不止。师兄，领队！一群人的声音从后方响起，苍燕惊讶地回头，有些生气，不是让你们跑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我们能看着你一个人眼睁睁送死吗？苍燕带着的那一群师弟师妹没好气道，怎么能这样不讲义气？一个人过来送死，还不把我们当生死之交了？别忘了，我们还是战友，想丢下我们没门。他们说的轻松，但任凭谁都可以看出，这些人都把命给赌上了。轰隆隆，地表还在颤抖着，山石异象频发，巨大的石头像长了眼睛似的，直接朝着一群人飞来。砰！苍燕虽然是个法修，但是具有强大攻击力和防御力。取出怀中的玉箫，放在嘴巴前，箫声渐响，婉转急促，音调渐扬。一个结界在众人面前撑开，把江疏雨包围在了其中。江疏雨看着眼前的结界，轻笑一声，默默施展了樱木刃，将飞来的巨石势能削减了不少。嘣！2大块巨石接连砸在了结界之上，让结界砰砰晃动，最终破碎。糟了，快往后撤！苍燕直接发号施令，让大家一同后退，尤其还拽上了江疏雨的胳膊。师弟，快跟我们一起走！师兄快看！女修突然拽住了苍燕的衣袖，指着震动中心的方向，那里有几个柳条正在扭曲着。是柳神！有人的瞳孔放大了无数倍，震惊无比，竟然真的是柳神！难道那些魔族是刻意把师弟往这个方向引的？有人一针见血，江疏雨立马回想起来，似乎是有这么一回事。但现在只看到2根柳条，已经能看到山石之中巨大的树干了，几百米高的树干，那这个妖兽的实力得有多夸张啊！
整座山脚都狂风大作，似乎想把人吹跑。完了，跑不掉了。但凡在海界待久一点的人都知道，柳神是黄级妖兽，但并没有多少人敢打他的主意，因为他实在太强了，甚至敢与雷霆争锋。江疏雨思索起最近遇到的这几波魔头，确实有意无意的会让自己前进的方向有所改变。打不过时，逃。跑的路线都是直接朝着这个方向过来的。他眯起了眸子，盯着那个树干。海界某处，交代你们的事情完成的不错，他果然去那里了。柳仙慵懒诱人的声音响起，是从传讯符那边传过来的。还是仙子您指导有方。胡林谄媚的笑着，小心翼翼回复他的话。等把这个人族天骄解决后，就算他能复活，重新走到现在，实力也不会像如今这样强大了。可真是懂事的小狐狸，不愧是涂山家的小黎落。柳仙调侃了一句，就道：等柳神把他解决之后，一定会转移自己的所在，到时候你要把鸿蒙剑碑取来，记住不要碰到。遵命，仙子。涂山黎落尊敬的回复后，便收起了传讯符。柳仙虽然是魔王，但一向让部下称呼自己为仙子。胡林他们不懂，但觉得很好听。涂山黎落遥遥看着江疏雨的身影，心中充满怨恨，竟敢伤害了他最喜欢的皮毛。这个人族小子现在惹到了柳神，不死也得死。只要柳神彻底苏醒，就会把那一片全都变成秘境，将你们这些讨厌的人族全都打得灰飞烟灭。他越想越开心，狐狸尾巴甚至舒服地抖动起来。LV70柳神，黄级妖兽，最脆的精神力是10万，其他3项数据全都是15万，在别人眼里确实恐怖。再加上可以免疫50%AD 和 AP， 就像个硬骨头。但是有千仞鬼域在，削弱的这些减伤根本不成问题。江疏雨暗自点头，这个骨头可以啃，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魂蝶皇难打。师兄，这个柳神会掉落什么好东西吗？他淡然开口，让苍燕听得一愣一愣的。师弟，你不会要打这个黄级妖兽吧？虽说他掉落的柳木星是个好东西，但苍燕犹豫着，不好说别人弱。如果江疏雨算弱，那他们这群人算什么？江疏雨轻哼一声，有就行。师兄，你带他们退后。严阵以待的一行人瞬间僵住了，这是什么意思？他们都已经做好死战的准备了。不行，要死一起死，我们不能眼睁睁让你扛着。就是当我们是什么人了？师弟可不能小瞧我们啊！我们虽然实力不如你，但心智坚定，不比你差。哎，江疏雨无奈地叹了口气，你们想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要打妖兽，你们在这里碍事。想了许久，用碍事这个词可能要好一些，免得这些人又胡思乱想。碍事？14人都震惊了，难不成这个师弟真的要一个人打黄级妖兽？柳神苏醒的迹象越来越明显，高山的山顶上山石已经破碎开，柳枝不断冒了出来，甚至有10几条朝着众人飞了过来。目标很明确，一条打飞一人。可是那柳条上的气息凝实，最好的下场都是落个轻伤。快走！苍燕一咬牙做了决定。不知为何，他现在竟然莫名的相信这个小师弟。师弟，你注意安全！就在柳条朝着众人打来的瞬间，影子纠缠发了威，数个影子从地面上飞扑上来，绑住了这些柳条。正在崩塌的巨山也被影子裹挟住，速度慢上了好几十帧。昊天峰弟子中的法修在向后退去之时，慌乱间丢出全体治疗术，连带上江疏雨都被奶了一口血，让他哭笑不得。师姐，没发现你们被减速了吗？用净化。法修赶紧回过神来，使用了净化技能。我们走吧，别给师弟拖后腿了。14人朝着后方迅速跑去，尽量远离战场中心。苍燕一边跑着，还不时回头观望，想看看江疏雨准备怎么对付柳神。江疏雨大手一挥，10个黄泉军队全部出动，左右皆是5位身形高大的黄泉元帅，气息骇人。死！苍燕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平日里他们看到江疏雨打龙族和魔族之时，都只用了一个军队而已，那支军队的实力如何？毋庸置疑。关键现在他竟然看到了有10支。师兄你怎么了？有人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心下一个咯噔。我的天啊！众人顿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如果之前在见识到江疏雨的实力时，有些人十分庆幸自己没有动手，但现在却是万分庆幸。江疏雨毁尸灭迹的手段他们也见识过，如果他们真的动了歪念头，不仅会被虐死，还连骨灰都找不到。苍燕苦笑一声，师弟这么厉害，我们就不要操心他了，不给他拖后腿就算好的了。一行人沉默着，继续朝着前方跑去，争取脱离开影子纠缠的范围，寻找到一个最佳观战点。江疏雨随手给自己套了一身6段甲，就朝着前方踱步而去，谨慎地打量着柳神。刚才探测术反馈来的数据，上面显示柳神的速度竟然达到了15万，说明柳神虽然是棵树，却是可以移动的，就连魂蝶后都可以进行2段变形。那这个柳神是不是也可以？或者说还有他没见过的妖兽形态？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亡灵傀儡们全都冲了上去，高举着剑，士气振奋。鬼灵魔法师们的技能直接轰在了柳神身上，打得他的躯干甚至掉下了木屑。整棵柳树现在都暴露了出来，呈现在江疏雨的眼前。柳树精竟然能走到柳神这个地步，应该是个厉害角色。江疏雨心中分析着，看着成千上百根柳条扭曲着，各自朝着一个亡灵傀儡飞去。达成快线时间到，他轻笑一声，被减速的柳条瞬间变成了接亡灵傀儡的快线，他们一把就抓住柳条，飞身砍下。但柳条上有一些光圈萦绕着，将他们的攻击反弹回来，对柳神来说并没有什么大碍。被减速成这个模样，柳条还变成了玩具，是可忍孰不可忍。大柳树晃动了一下，挣扎着将树根拔地而出，慢慢的踏出了这片土地。
地面上平整的泥土被崩开，蔓延到了江疏雨脚边。原来根这么长，这下能理解为什么能发现有人闯入了。江疏雨点点头，立马跳在了一个亡灵傀儡的肩膀上，傀儡蹦蹦跳跳的避开了这些行动缓慢的树根。魔法师继续攻击，元帅为突然受袭的傀儡丢着治疗，江疏雨也丢出了魂火。啊！一道好听的女声响起，但这道声音里充斥着痛苦。在这种灵魂被灼烧的痛苦下，他的柳条使劲挣扎，开了影子的束缚，朝着傀儡们甩去。成千上万根柳条，数目并不比江疏雨的召唤生灵差，有好几条都朝着他身上打来。六段甲闪烁着暗芒，抵挡了这些攻击，一波下来后也逐渐有了崩溃的迹象。看来攻击力不差啊！江疏雨又换上了一套六段甲，现在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缺点，等级太低了。等打完这一仗后，要好好升级。傀儡们已经爬上了柳树上，甚至有的跑到了柳树的枝桠处，挥剑乱砍。江疏雨要看他们都得仰头。自从发现江疏雨的铠甲会更换后，柳神自觉找到了什么破绽，只要一直攻击他不就好了？只要弄死这个人族，其他东西肯定也会消失。大部分柳条全都朝着江疏雨袭击而去，根本不管落在身上的魔法和在自己身上肆虐的傀儡。感知到主人的危险后，御盾和影盾被触发，不断更迭出现，为江疏雨抵挡伤害。江疏雨也不怯他，连续不断的抛出魂火，转移他的注意力。找到一个小山坡的昊天峰，众人看着江疏雨的打法，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不是吧，竟然还可以这么玩？确实啊，看起来太好玩了。玩个锤子，得有那样强横的防御力才能玩啊。咱们随便一个上去，啪啪两下就要被柳条打死了。领队，你咋不说话？说个屁，我说的还不够多，就一句话，师弟真厉害。苍燕现在已经成了江疏雨的迷弟，当然这件事情江疏雨还不知情。那师弟待会儿挡得住柳神的技能吗？我不想说话，你看我的眼睛。苍燕魔性的翻了个白眼，让其他人无语至极。领队，你变了。对，师兄，你变得好陌生。其他人纷纷点头。苍燕不想理他们，只想专心观战。嗡！上千根柳条打在江疏雨身上，柳神见他并没有什么被打伤的迹象，恼怒起来。柳条全都变成了长着倒刺的软剑，轻飘飘的朝他打来。江疏雨身上的六段甲就没有停下过更换的脚步，正好也到时候了。你施展技能，我也施展技能，扯平了。现在2400个亡灵傀儡全都爬到了柳神身上，就等着他一声令下。砍！同一时间，傀儡们全都施展出了雷霆万钧。江疏雨丢出了千刃鬼域，他挨着软剑攻击，又转换了技能，上千道飞刃朝着柳神打去。就在柳神受了2400个雷霆万钧的瞬间，飞刃全都刺过他的身躯，不少树皮都被切割了下来，露出里面的木星。柳神疼痛不已，头顶上的柳枝全都四处乱飞，渐渐倒数起来。呼呼呼！树造龙卷风。江疏雨笑了，这个技能有点意思，但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龙卷风把柳神身上的傀儡全都卷到了半空中，至少都转了那么个几圈后才被甩出。嘎吱！一个个傀儡全都被摔飞在地上，受了重伤。一个娇美端庄的身影从树干中走出，和江疏雨差不多高，但是整个树身依旧在原地，继续制造着龙卷风。看着探测术反馈回来的数据，江疏雨哑然，还真的有二段变形，速度变成了20万，这是打算走近战吗？与他所料相差不多，人形柳神确实朝他飞了过来。只见他的手里拿着长长的柳条鞭子，在半空中飞扬着。吃！柳鞭打出了破空声，径直朝江疏雨扇来。在挥舞的同时，柳鞭所过之处全都被固定了住，似乎时空被凝固了。江疏雨眼睁睁看着被凝固时空的地方，柳鞭在上空离开后，原来地面上的草木全都灰飞烟灭。亡灵傀儡们，顷刻间倒地。黄泉元帅全体治疗术到位，一口把他们奶活过来。江疏雨庆幸不已，幸好是物理攻击，有御盾在，傀儡们还能扛。而黄泉元帅肉身防御本来就高，根本不受影响。草木枯荣这个技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所有他遇到的黄级妖兽里，绝对独树一帜。傀儡们倒下被治愈后，继续朝着柳神的本体冲击而上，抓住柳条跳了上去。而人形分身则和江疏雨直接对上了。江疏雨取出运魂剑，和两根柳鞭对打起来。他闲暇之余学的剑法虽然不太精通，但一劈一砍还是可以做到的。二人就在这一招一式之间不断过招。啪！砰！柳条突然打在了江疏雨附近的一个鬼灵魔法师身上，魔法师当场倒地，然后消散。糟了！江疏雨眼皮一跳，就知道即将大事不好。柳神顿住了，眯着眼睛看向了刚才魔法师消失的地方，嘴角扬起。他轻飘飘地瞥了江疏雨一眼，转身就要飞到了魔法师群面前，不再理会他。江疏雨无奈地按住额头，赶紧让魔法师们各自散开，找地方躲避。而他也使用了技能影子纠缠，将柳神困在空中。可是已经飞出的鞭子还是落在了不少鬼灵魔法师身上，10几个鬼灵魔法师立马消散。江疏雨不得不心疼地给这些军队补充魔法师的数量。脆皮被发现是最危险的，他现在算是体会到了。柳树的身体继续闪烁着光芒，扛下了受到的伤害，人形分身却心中有了底，准备先把魔法师全部解决完。于是状况变成了2个区域，亡灵傀儡在那边辛辛苦苦耕耘着，江疏雨在这边辛辛苦苦追着柳神，拦住他虐杀魔法师的脚步，以至于后来江疏雨不得不持续使用着魂火和千刃鬼域牵制他。14倍伤害减半就是7倍伤害，那也非常疼了。突然柳神发了狠，扭头看向了一个黄泉元帅，他的柳鞭顿时变成了软剑，朝着一个元帅砸去。但江疏雨早就有了提防，
另外9个元帅同时施展出了治疗术，受伤不过1秒就恢复如初。柳神一咬牙，选择继续攻击鬼灵魔法师。在场能打的4类目标，最脆的就是魔法师，他没有选择。但是魔法师都四散开来，他想要追杀很成问题。于是他扭头飞向了自己的本体，本体身上全都是亡灵傀儡，他们不断挥着剑，似乎根本不在意其他攻击。他的眼底划过一抹流光，挥出了鞭子，啪！一道鞭笞声就能伴随着一个傀儡掉在地上。想要让一个傀儡完全消失，一根鞭子不够，那就2根。啪！又是一道鞭子挥出，打向了另一个傀儡。果不其然，傀儡立马从他的本体上掉落，湮灭在空中。江疏雨为了拦截人形柳神，不断在硕大的柳条之中跳跃着，时不时抛出魂火，但他依旧能够清晰地感知到有傀儡在不断消失。姐姐别打了，心疼死我了。他心里这样想着，但却牙关一咬，追逐的步子更快了。要是不赶紧把它解决掉，不知道还要损失多少傀儡。傀儡们得了命令，也在柳树上边跑边砍，躲避开人形柳神的追杀。3方人马就这样你追我赶，在柳树上蹦蹦跳跳。人形柳神气急了，双脚一踏，柳树本体就消失在了原地。电光石火之间，所有亡灵傀儡都向下坠落。江疏雨哪里还不明白他心中的小九九，赶紧把傀儡们全都收了起来。在柳神看到傀儡消失发呆的瞬间，千刃鬼域和樱木刃同时被放出，上千道飞刃划过他的皮肉，滴滴绿色的汁液流了出来。一轮樱木刃放完后，又是下一波。鬼灵魔法师们也抓住了机会，不断丢出魔法落在他身上。魔法师们一波攻击之后，柳神回头看向他，眼底充满了怨气。得，看来这回只能打我了是吧？江疏雨做好了心理准备，朝他丢出了魂火。柳神眼前一花，不自觉发出了惊天惨叫，传到了数千米之外。这声音听得我汗毛倒竖。有个弟子受不了了，抱着自己的胳膊不断搓揉。苍叶默默地丢出了技能，释放出一个结界，笼罩住了众人。这下舒服多了，谢谢领队，多亏有领队，不然这声音得把我弄得牙痒痒。听闻柳神美貌，但是太过凶残了，基本上见到他面貌的人都死了。看这位师弟更凶残，不知道待会儿能不能问问他。有个弟子如此喃喃自语，其他人都面目古怪地看向他，异口同声道：知道他更凶残，你还敢问他这些无聊的问题？柳神已经没有了其他的招式，他一打魔法师的主意，魔法师不是散开，就是在他眼前消失。而黄泉元帅也根本没法打，受伤一瞬跟没受伤有什么区别？至于江疏雨就更难缠了，不仅防御铠甲会不断更换，还会用剑和他对打，不跟他打还有一大堆远程技能。他唤出了千道柳枝，再次卷起了龙卷风，然后转身对上了江疏雨，鞭子挥了过来。江疏雨不明白他要做什么，两人你来我往。将近1分钟后，柳神突然转身，看到他背后的那个坑，江疏雨哪里还想不通，这柳神要逃。傀儡们朝着坑前飞奔而去，千仞鬼域也更换为了影子纠缠。都打了快半小时了，你这么逃了我多没面子。江疏雨悠悠一叹，配合着鬼灵魔法师们继续攻击他。又过了几分钟后，才终于解决完。这一场战斗比的就是谁血厚，如果他的级别再上来一些的话，就是看谁杀的最猛了。击杀 LV70柳神，黄级妖兽，经验加7000000，获得轻级雷柳木剑、轻级雷柳鞭、轻级雷柳沙衣、柳木星、柳木珠。这木柳木星果然是好宝贝，不仅可以削弱持续伤害，还有几率能够觉醒持续类伤害技能。难怪刚才柳神的攻击都有滞后的感觉，原来是持续类伤害。江疏雨收获颇丰，心里乐开了花。刚才不知道柳神施展了什么技能，只要在战斗区域之外就看不清里面的场景，模模糊糊的。现在柳神已死，众人就看清了里面的状况，战斗就结束了。天呐， LV36单挑 LV70黄级妖兽，这是什么鬼才？这次是在小秘境之外解决的黄级妖兽，所以江疏雨第一次见识到了解决黄级妖兽之后，整个海棠秘境上空弥漫的金色光芒。还挺……江疏雨还没念叨完，眼神就顿住了，看到了上空中潜伏着的胡灵。胡灵在看到柳神倒下的身体时，眼中惊骇。好啊，原来是你。他淡淡开口，话音传到了涂山离落的耳中。涂山离落赶紧运转着魔气，转身逃跑。江疏雨看他落荒而逃，撇撇嘴，就听到后方传来了脚步声。师弟，谢谢你救了我们。多谢多谢。江疏雨轻轻摆手，诸位师兄师姐说笑，如果不是师兄担心我的话，你们也不会被卷进来。现在他心里对这些人，至少对苍燕的感官不坏。看来他之前的猜测都是错的，这既不是绿茶，也不是圣母，就是一个纯纯的心术正直烂好人。我们找个地方休息吧。好。苍燕立马回应他，屁颠屁颠跟在他身旁，寻找安静的空地。江疏雨在脑海中计算着这次的损失，一支军队1半的傀儡啊，那死女人下手真狠。呸！一行人寻找到一片空地之后，昊天峰弟子立马生火，自告奋勇准备做吃的。江疏雨也随了他们的意，走到一旁入定，身边依旧只有2个人畜无害的傀儡，这也太有欺骗性了。哪个魔头龙族看了不想下手？2个傀儡看起来确实不怎么样，但刚才他们爆发出来的实力绝不止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同情魔族和龙族1秒。一群人在这边小声说说笑笑，不断感慨江疏雨扮猪吃老虎的行径。师弟，该吃东西了。苍燕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江疏雨睁开了眼睛，就看到眼前的一大只烤鱼，那味道跟师尊之前在秘境之中请他吃过的味道差不多，灵气十足，也是珍贵之物。江疏雨眨巴着眼睛看向苍燕，还没说话就听见他说：出门在外，你我都是玄武圣地的弟子，师兄照顾师弟应该的，你别客气。
谢谢师兄。江疏雨还能说什么呢？有人投食不好吗？一口下去，江疏雨就感觉自己的精神力恢复了一小截，数据化就是10%，怎么感觉跟吃雪灵果一样？跟师尊那儿滋养经脉、锻炼筋骨的鱼不同。师兄，请问这是什么？哦，忘记跟你说了。苍燕笑着，伸手指向了原本高山旁边的一处水潭，这是柳神养的柳灵鱼，对滋补精神力有大用，所以我们就捞了过来。然后其他人都乐呵呵地站起身来，露出他们背后的4个箱子，我们都给你打捞上来了，满满的，拿去吧。苍燕哈哈大笑，让他们打开箱子给江疏雨看。小型冰箱。江疏雨看到木箱打开后的场景，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个收鱼的渔夫。谢谢师兄，这种东西对他来说最有用。苍燕那么爽快，那他也不能小气。他收下这些柳灵鱼后，把雷柳纱衣拿了出来，丢给了苍燕。使不得，这东西太珍贵了。苍燕用完探测术后，赶紧把这东西塞了回来。我也用不上，正好给师兄你用，增加点防御值。江疏雨推了回去。这个纱衣男女可穿，套在外袍上就行，而且还有附加技能，算是顶级的轻级武装。在江疏雨眼里，用这个武装换这些鱼是等价买卖。虽然柳神是他杀的，但如果他们不捞鱼的话，他也不知道柳神竟然还有这一堆宠物。江疏雨乐滋滋的在吃鱼和召唤傀儡之间不断循环，但3条下去之后，哥，江疏雨久违的打了个饱嗝，顿时尴尬不已。看来这东西不能像雪灵果那样吃。其他人也接二连三的打了个饱嗝，哄堂大笑。他们这一群人最大的爱好就是一起吃美食，所以才能一直结伴走到现在。江疏雨因为打嗝害羞的事情，在他们眼底都不算是。江疏雨吃饱喝足后，随意瞟了一眼虚空收纳玉，这么一看，他就愣住了。柳木珠去哪儿了？这个念头刚起，一块宝石就朝他飞了过来。祝福宝石。他的表情瞬间古怪不已，柳木珠竟然和知识宝石融合了。他把紫绿相间的宝石放在手心里翻来覆去的看，才明白一切。原来柳木珠象征生命，那这样看来，融合在一起也不奇怪了。江疏雨松了一口气，等踏入3阶的时候才增加5%的升阶率，这也太低了。其实这个数据已经不算低了，但奈何他有一个传奇人物般的师尊，还有一个开挂的天赋，他早就习惯80%-90%的胜率了。也是因此，他心中决定了要收集更多的碎片，融合成祝福宝石。江疏雨看着不远处摸肚皮休息的众人，手一挥，一支军队将所有人包围在中间，而他的周围则又包围了一圈，好进行防护。其他人看到这阵仗，完全不担心江疏雨要对他们动手，因为他们都猜到江疏雨估计是要用那个东西了。试试柳木星。他想起可以觉醒技能，激动万分。柳木星一取出，整个空地就被绿光笼罩住，温馨柔和。哇！众人忍不住惊叹一声，这光好舒服啊，好强的生命力。没想到柳木星仅仅放出来就有这样的威能，就是不知道有什么作用。这些黄级妖兽多少年没被人杀了呀？众人看向了江疏雨，从缝隙中看着他使用柳木星，期待能再出现什么惊艳的场景。果然，使用了柳木星之后，江疏雨对持续伤害的抗性增强了50%。觉醒技能生命吸收 LV1， 在目标方圆1米内形成领域，吸取生命力10秒，持续1秒。又是领域，我和领域系技能有缘是不是？江疏雨讷讷开口，又要拼死拼活练技能了，不然这个技能就算增幅了，也还不够妖兽塞牙缝的。玄武殿。江疏雨刚打完魂蝶时，神魂有了异常反应，南辰星就立马注意到了。没过多久，就看见江疏雨的神魂凝实了几分。这个臭小子，神魂上的力量竟然又变强了，看来精神力涨了不少。南辰星话语没有好气，但表情却大笑不已。不愧是我的好徒儿。怎么那么快就拿到了鸿蒙剑杯？这速度也太快了吧！才夸完没多久，江疏雨的神魂就被一团金光笼罩。南辰星瞬间就笑得合不拢嘴了，但是眼尾都藏着担忧，希望接下来的10天能顺利度过呀。小苗苗，小南，你也在这儿？一个苍老的声音从他的背后响起。南辰星回头望去，哟，老秦，你怎么也来了？秦卓然找了个蒲团席地而坐，这不是我孙女去海棠秘境了吗？来看看。哦，我也是，我来看我的宝贝徒儿。南辰星突然嘚瑟起来，想吊秦卓然的胃口。秦卓然来了兴致，你这么潇洒的一个人，怎么还会收徒？还宝贝徒儿，挺稀奇的嘛。哈哈，这是一个好苗苗，错过了就没了。哦，有多好？鱼儿上钩了。南辰星扬起了唇角，故作淡然，神话之上。秦卓然愣住了，脑海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和这4个字渐渐重合起来，久久不语。南辰星哈哈大笑，听闻前不久你的孙女踏入2阶时进阶了，恭喜恭喜。哪里哪里。秦卓然只是客气一句，没想到南辰星等下一句话就噎住了他。确实，和我宝贝徒儿比起来，还是差了那么一截。南辰星说完以后，还深以为然的点点头，像是在肯定自己的说辞。秦卓然瞬间不乐意了，小南，你这半天拐弯抹角的，到底想说什么？哈哈哈！竟然被你发现了，可。南辰星强忍着笑意，悠悠开口：“你宝贝孙女的苍穹石是我的宝贝徒儿帮她弄的。”秦卓然脑海中的名字和神话之上4个字彻底重合，果然是他。那个名字如今在玄武大陆上脍炙人口，谁都不会想到他的师尊竟然就是鼎鼎大名的星尊。你小子真是好福气啊！他羡慕地感慨了一句。臭屁的南辰星等的就是这一句话。哪里哪里，你小子要是真的谦虚，好歹把表情收一下。秦卓然翻了个白眼。海剑。江疏雨勤勤恳恳地朝着中心区域继续出发，一路上遇到的妖兽至少都要挨2下生机枯浴。
一路上他的精神力不够时，就会来上一口烤鱼，保证自己的精神力不会在80%以下。走了8天了，终于到了。江疏宇踏在了中心区域的外围。苍燕提醒过他，中心区域比外围要危险不少，而中心区域占地广，也分为外围和中心。江疏宇现在才走到中心区域外围，想要找到神格小秘境，至少还要走1个月才能走到最中心处。没有特殊的边境线，只能靠遇到的普通妖兽判断，遇到 LV60以上的妖兽时就到了。当然，在中心区域活动的3族也至少是 LV60，没有一个级别低的。就算有级别低的，也是跟着家中长辈或者是大队伍。现在，江疏宇打破了这个规律，而他身上本来就被金柱笼罩，就像是中心区域的灯塔，为无数迷途的妖兽指引着方向。苍燕依旧带着队伍远远跟着他。没办法，如果靠近的话，容易被卷进战斗之中，只有这样，他们一行人才是最安全的。这8天以来，江疏宇粗略估计至少有200个龙族找上门来，比魔族还要积极，可谓是江疏宇最幸福的一段日子。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不是龙族，而是上门送经验、送武装、送积分的 NPC。路途中也遇到过不少人族，不是马上转身离开，就是说要保护他，但都被江疏宇一一拒绝了。他们离去之后，就看到了一直跟在江疏宇背后的苍燕一行人，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原来已经有人保护了，不错不错，甚至还有不少人赞赏的看着他们。苍燕一行人也没有上前解释，只是抱拳行礼，心中却别扭不已。这些人的眼神如此明显，他们哪里不懂其中蕴含的意味？只是他们并没有必要解释。在江疏宇踏入中心区域之后，14人都遗憾地松了口气，目送着他离去。里面太危险了，只有苍燕一个人达到了 LV60，他们的实力不济，再进去的话就真的会拖累江疏宇。这里面就不全是妖兽了，有不少龙族、魔族隐藏在暗处，也许会像上次那样故意把我引到一个黄级妖兽那里。小心为上。江疏宇朝着天空最深蓝的地方走去，那里就是海界的最深处。奇怪，怎么越往深处走，他们就越安分了？难不成都在想最后一天抢？江疏宇还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就看到天空之上出现了一道跟他同样的金柱，又有剑碑出现了。江疏宇当场愣在了原地，看着那道金柱迅速移动，他实在是不得不追随着那道光移动视线，因为那道光柱太明亮了，哪像他这个都快暗淡无光了。怎么在天上移动？是魔族还是龙族？还没等他想清楚，就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那女子一身白裙，坐下的凤凰散发着炽热的气息。秦初征师姐。等他看清秦初征的面容都是焦急时，立马猜到他被追杀了。师姐，我是江疏宇，来我这里。江疏宇用足了精神力传音给他。秦初征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明显愣了一下，转瞬眼底都是惊喜，立马朝着声音来源看去。江疏宇身上的金柱没有他的明亮，但也足够显眼。他立马调整了方向，朝他飞了过去。只要有江疏宇在，肯定就能安全了。哪怕他再高傲，也不得不信服这个妹婿的实力。秦初征飞到了江疏宇那边，降落在距离地面10几米的地方，凤凰还扇着翅膀。你竟然也得了鸿蒙剑杯，运气不错，但是恐怕要跟着我先逃跑了。你先上来。江疏宇轻笑起来，不用师姐，你下来就行，相信我。就在秦初征犹豫间，身后追杀的那一群魔头立马刹住了脚。完了，是江疏宇，大家快跑！老大，前面那人是江疏宇，我们是不是该撤退了？2批追杀秦初征的魔头们都顿住了脚步，看见江疏宇就像看到瘟神一般，表情惴惴不安。江疏宇远远就看到熟悉的胡灵，难怪他说最近怎么没人找自己麻烦了，原来是有另一个好欺负的人出现。2波魔头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秦初征惊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他们怎么这么怕你？是不是已经找过你麻烦了？对，还有2天我这个金柱就消失了。师姐，你还有多少天？还有5天。秦初征有些无奈的叹息起来，这5天我天天都在逃命，狼狈不堪。你这倒是风轻云淡，真让人羡慕。师姐不用羡慕，你应该成功进阶了吧？再过一段时间，实力一定大有长进。江疏宇可不敢在百里奚的娘家人面前膨胀，只能说好话安慰他。对，还多亏了你，不然我也拿不到苍穹石。想到此处，秦初征怅然一笑，松了一口气。待凤凰降落到地面之时，他就跳了下来。话说你怎么在这里？你的级别可才 LV36啊！师尊说我可以过来了，我就过来了。江疏宇轻飘飘的一句话，让秦初征的表情古怪不已。那岂不是说明江疏宇现在依旧实力比他强？就凭仙尊的认可，还有刚才那堆魔头的反应。师姐，这段时间你就跟着我吧，至少他们不会再找你的麻烦了。秦初征沉默了一瞬，回想起这些日子以来的辛酸、害怕与狼狈。行，那就劳烦师弟了。不劳烦，只要师姐你跟我说说踏入2阶时的情况就行，我积累一下经验。2波魔头离开后就分散而逃。涂山大人，我们为什么看到江疏宇就要跑啊？涂山离落白了身边的高阶魔头一眼，你是不是傻？我们有多少同伴折在他手上，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仙子已经准备好一个天罗地网，就等着对付他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可不能闹事。仙子，其他魔头的眼睛都变成了桃心。那当然没问题，我们一定好好听仙子的安排。咯。涂山离落娇笑起来，你们懂事就好，能为仙子做事是我们的荣幸。神格小秘境不仅仅对人族有用，对龙族和魔族也管用。龙族可以觉醒远古血脉，而魔族则有机会进化成魔王，拥有强大的魔力。但神格小秘境其实只算得上第2的机缘，至于第1，那就是一个黄级妖兽。迄今为止，据说没有人杀过。江疏宇会不会成为那个蠢儿呢？至少魔族不会这么认为。啊！
是夜，秦初征突然从噩梦中惊醒，尖叫一声。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大汗淋漓。轰！这是什么声音？秦初征心头一跳，就撑开了护盾，将凤凰和江疏雨笼罩在了里面。啪！啪啪！护盾刚成型，就有一连串的闪电落下，砸在了护盾之上。一波攻击接下来后，护盾摇晃了一瞬，然后发出了莹莹白光，更加凝实了。境界的圣明法使实力比之前强大了许多，这些攻击自然能挡下来，但是接下来的漫天火雨落了下来，伤害持续灼烧着护盾。糟了，护盾撑不住多久了。来人至少都是 LV60。师弟，你快上来！秦初征已经跳到了凤凰的背上，指着凤凰背上宽广的休息之处。我们不用跑，这次应该是龙族的。江疏雨穿过护盾，似乎看到了天空之上的那群龙族。这些天来他交手过的龙族也不少，已经清楚自己能不能打得过了。眼前这些依旧一般般。什么？秦初征的小脸皱起，转瞬又恢复如常。江疏雨说不用跑，那就不用跑，只是不知道他现在的实力已经走到哪一个地步了。他眼睁睁看着江疏雨从护盾之中走了出去，暴露在敌人面前。看着他的背影，他原本还想跟上，就被拦住了。师姐，你就在里面待着，免得被我误伤。秦初征无奈地顿住脚步，他确实也担心自己被误伤到，小命赔上不划算。而守在护盾外面的龙族可就兴奋了，他们只注意到了鸿蒙界的机缘，根本就注意不到江疏雨身上那浓郁的龙族怨气。他们的眼底都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人族的运气怎么就这么好，竟然让他们得到了2个剑杯。运气好的应该是我们才对，2个小修士竟然撞上了我们，不就是把机缘给送上门来吗？就是一个 LV36，一个 LV49，哪里是我们的对手？小娃娃，识趣的话就自裁，把身上的宝物让给我们，我们还能留你一个全尸。6个龙族，其中一个闷葫芦剑修迅速飞了过来，他双手执剑冲向江疏雨的瞬间同时斩出，但江疏雨依旧云淡风轻地站在原地，什么动作也没有，只有身上的6段甲闪过一道暗芒，继续归于沉寂。这一招连6段甲防御值的1/10都不到，还得练啊！江疏雨轻笑起来，让身旁的2个亡灵傀儡朝着剑修冲了过去。嘎吱，傀儡们一脚踏出，挥出手中的剑，迎剑而上的剑修瞬间倒退了好几步。他的心中惊骇，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召唤生灵有这么强的实力，不是4个数据才1000吗？战力也太可怕了，还好只有2个。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一道影子从地底阴恻恻的向上浮现出来，没有一个人发现。啊！惨叫声响彻了天空，吓得众人立马看去。龙族里的法修正抱着脑袋，表情苦不堪言。刚才他们都因为江疏雨召唤生灵被震惊住了，竟然一时间没了防备。而江疏雨一开始就定好了目标，想要龙族无法续航，就得先解决辅助。那个法修痛苦不止，不断抱头摇晃着，东倒西歪，根本站不直。地面上的剑修见了，气愤不已，大喝一声：“给我死！”他挥剑朝着江疏雨跑来，无视了2个召唤生灵，因为他相信江疏雨的防御力一定不如这2个生灵。他一连使用出了好几个技能，江疏雨根本不闪不避，全都用6段甲拦了下来，专心致志攻击着对面的法修。其他龙族看了恼怒不已，这个臭小子是在戏耍我们吗？龙族的射手和法师瞬间怒了，丢着技能朝江疏雨砸来，但是江疏雨攻击法修的脚步依然没有停止，他身后的护盾也渐渐消失。结成小组，一旁的秦初征正在吃瓜中，脑海中就传来了江疏雨的传音，当然同意了。他也怕待会儿战斗波及范围广，误伤到他。啊！龙族法修的惨叫声越来越弱，每一次想要施展技能都无可奈何，剑修也无法及时得到治疗。给我住手！剑修红了双眼，心急的用力朝他继续砍来。这一幕看得秦初征的表情古怪不已，这个龙族剑修怎么想的？直接带着法修逃跑不就好了吗？其实不止他有这个想法，江疏雨也是。这些龙族就像普通妖兽一样，只知道打，不会退。哪怕江疏雨的防御很强，这件事情他们已经认可了，却依旧只进不退。啊！最后一道惨叫声落下后，龙族的法修就要从空中掉下来，死的不能再死。江疏雨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用出了枯骨烂炸，将另外的射手和法师当场炸死。对于其他人的肉身强悍指数，江疏雨早有准备，大手一挥就出现了几10个傀儡，包围在剑修身边，想办法困住他们就行。江疏雨做出了决定后，丢出影子纠缠，围住了想要飞离的几只龙族。看来不傻，还知道飞。他心中暗笑，一边将魂火丢给了眼前的剑修，在傀儡的帮助下，剑修很快就死去了。傀儡们迅速地把他身上的武装扒拉下来，然后将剑修高高抛起。砰！爆炸声响起，几人交战的中心处有树枝都被炸到了天空之上。又收获了一小堆武装之后，江疏雨把所有东西都收了起来。龙族修士们来得快，也死得快，这里没一会儿就恢复了寂静。呼！风声从2人的头顶之上滑落而过，一道结界包围住了2人。终于按耐不住了吗？今天是最后一天，那些魔头终于把他们布下的天罗地网秀了出来。江疏雨心中早就有了猜测，没想到他们真的这么慢。他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幕，总觉得这是谁的手笔。秦初征握紧了手中的高级瞬移符箓，沉声道：“师弟，跑吗？这个地方已经被魔气侵蚀了，再不跑的话，估计会有很多魔物。现在结界之中全部布满了浊气，还混杂着魔气，那么就说明会有不少魔头出现在结界之中。”他换成了一张人畜无害的脸，却平静而冷静。哥哥喽，江疏雨，可有想本狐仙？江疏雨白了胡林一眼，想杀你是有的，这么快就来自投罗网了？哼！
好一张伶牙俐齿的嘴，之前柳神没能杀得了你，但不代表这次不行。胡林朝上空丢出了一块石头，一个虚影浮现在上空。江疏雨小修士，好久不见啊！那个虚影跟江疏雨打着招呼，不知道的还以为两人是好友呢。那个虚影的气息让秦初征厌恶至极，又是代表阴暗与恶的东西。这人是谁？这是柳仙，魔窟魔王之一，之前来修士大会闹，被星尊打跑了。秦初征恍然大悟，原来是魔王，难怪他也这么讨厌。只是魔王的等级都在 LV108之上，这次怎么这么大动干戈？柳仙听见江疏雨对他的介绍，完全没有反应，似乎并不介意。他娇笑连连，小修士，你天赋不错，本仙很欣赏你。这样吧，要不你考虑考虑来我们魔窟，这样本仙就不杀你了，还会给你不少好处呢。说完，他又看向了秦初征，这个小姑娘也很厉害啊，要不你也一起来好了。我们魔窟可是很热情的。秦初征的双瞳突然失去了神采，眼珠消失不见，被眼白所取代，而整个海棠秘境也凝固了一瞬，空气中缓缓流动的蓝色丝绸不知何时也顿了下来。见状，江疏雨直接丢出了一套6段甲套在了秦初征的身上，暗芒一闪，他瞬间清醒过来。呵，他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轻轻拍着胸脯。刚才那一瞬间不知道怎么了，他有一种被控制的感觉，但似乎又心甘情愿。而江疏雨的眼底始终清明，不为所动。咦，竟然不管用呢？那就不好意思了，两位乖乖上路吧。柳仙还遗憾地叹了一口气，这么好的人族苗苗，竟然挖不过来。在他叹息之间，身影逐渐扭曲起来，逐渐凝成了一道水波纹。原本站在空中的女子身影已经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如汪洋一般的沙流冲出，落在了地面上。但奇怪的是，这些棕色的沙流落在地面的瞬间就消失了，还引起了一片震动。柳仙应该是用了什么传送符，把某个东西传了过来。秦初征蹙眉，立马判断出局势。果然，就听见柳仙笑眯眯的道：“这位小姑娘见识不错，这可是本仙送给2位的见面礼，可不要客气，好好收下哦。”说完这句话后，柳仙在半空中的身影彻底消失不见。江疏雨平静地看着地面，等待着未知的攻击。出现什么东西都要地震，太没创意了。但也正是因为没有创意，他才能提防，一正一负，所以还是打个0分吧。而后一片沙粒从地面之上刮过，似龙卷风一般，逐渐往中间凝聚，渐渐出现了其中的身影。而在他出现的瞬间，还朝江疏雨两人与凤凰、亡灵傀儡拍了好几招。江疏雨和秦初征还好，因为身上有6段甲，完全能够抵挡这些攻击。但是凤凰和傀儡就不大好受了，都受了些轻伤。LV66狐狼，王级魔兽，肉身值达到15万，其他全都是6万。4大数据虽然比他之前遇到的低，但免疫的伤害种类太多了。减伤 AD 80%，减伤 AP 30%，光影元素攻击全都减少 50%， 刚好克制江疏雨和秦初征。这攻击力还不如魂蝶后。江疏雨的眼睛眯了起来。虽然狐狼的攻击力不怎么样，但是他的技能非常作弊，杀爪可以一直攻击下去，没有冷却时间，而且还是群体攻击，这样也就算了，还根本没有办法闪避。看来是柳仙精心挑选用来对付我的。秦初征听到他的分析后，肯定点头，没错，应该是针对你的。这狐狼在魔窟中也不多，算是珍稀品种，而且现在他已经和魔族的结界融合在了一起，如果不能把他杀掉，我们就没办法冲出去。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江疏雨直接让亡灵傀儡们扛着伤害跑到了结界边上，使用了雷霆万钧，挥剑砍下，则一点反应也没有。江疏雨将亡灵傀儡都收了起来，已经做好了自己这个狐狼的打算。突然又有一片魔气朝着2人冲了过来。江疏雨抬头看去，2人头顶之上有那么一群魔头，他们的脸上表情小心翼翼的，似乎害怕自己飞得不够高，不小心落入了江疏雨的魔爪之中。他们只知道乱丢技能，也不管丢得准不准，似乎只要能起到骚扰作用就好。确实，他们的骚扰起到了作用，至少对江疏雨来说看着挺烦的。师姐，请问你有办法把他们弄下来吗？他随口问了一句，没想到却收到了意外惊喜。可以是可以，但最多30秒，冷却时间很长，而且如果他们有防备的话，接下来的意思不言而喻。足够了，师姐，你做好准备，随时听我的信号。没问题。此时狐狼已经潜伏在了地底之中，伺机而动。江疏雨心里骂骂咧咧的，施展出了影子纠缠。影子出现的瞬间，他就呆住了，因为结界之中遍布影子，他们似乎都绑着一个东西。江疏雨立马明白，所谓的群体攻击是全范围攻击，不管他们2人站在哪里，都相当于在狐狼的爪子之中。既然如此的话，不如把傀儡们全部放出来玩一玩。想清楚后，一支军队出现在结界之中。傀儡们刚出现，就举着剑朝着四周的影子疯狂砍去，一颗颗沙粒乍现，弹落在傀儡们的身上，然后掉下。魔法师们也是，在雷霆万钧和魔法技能的作用下，江疏雨隐隐约约听到了一阵狼嚎声，看来还是会受伤啊。他轻笑起来，让元帅们一边丢着治疗技能，一边指挥，而他则看着傀儡和魔法师们身上被砸出的小洞。10几秒内，傀儡和魔法师们已经发出了10几波攻击，站在最前方的傀儡们自然受伤惨重。江疏雨逐渐发现傀儡受伤的速度跟不上被治疗的速度了，但好消息是，狐狼的攻击力明显有了降低的趋势。胡林涂山黎落呵呵笑着，这可是柳仙大人精心为你准备的，你可要好好享受享受。就算你的召唤生灵再多，被克制成这样，总会被耗死的。江疏雨根本不理会他，手一挥，又召唤出了一支军队，攻击另一处地方。攻击力果然降低了，看来分散的目标越多，狐狼的控制率越低啊。有了另一支军队的出现，第一支军队中受伤的傀儡瞬间松了口气，尽情享受着黄泉元帅的治疗。
江疏宇唯一的任务就是在不断施展六段甲和影子纠缠之间切换，顺便思索如何打破僵局。江疏宇怎么做下去了？他这是准备入定吗？这个人族也太猖狂了，这不是猖不猖狂的问题吧？你看他的召唤生灵到现在都没有死过一个呢。是我也不担心。紧接着，上空的魔族就看着取出了烤鱼，一口一口吃着。大部分魔族都是 LV60以上的，不知道江疏宇在外围干的那些事情，所以表情也古怪不已。看他这么不着急，要不我们下去把那些召唤生灵全部解决了吧？听到这话，涂山离落的眼神轻飘飘的飘了过去，眼底不屑。你要是想送死，我也不拦着你，但丑话说在前头，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弱，实际上实力非常强大，否则还用劳烦柳仙大人吗？说完，他轻哼了一声，看向江疏宇的眼神充满了凝重。柳仙大人问是不是太低估这个人族小子了？应该送级别更高的胡狼过来才对。他根本不知道柳仙确实想送等级更高的胡狼过来，但是实力不济，能把 LV66的送来，已经花了他不少心血了。算了，反正这个臭小子拿胡狼也没有办法，就这样耗着吧，反正肯定会把他耗死的。确实，江疏宇现在拿胡狼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胡狼的身影根本找不到，所以魂火无效，樱木刃也无效。身影，对，找到胡狼的身影不就好了吗？江疏宇在上千道影子之中搜寻着，想找到那么一丝不一样的异常之处。哎，怎么这么难找？算了，再吃点烤鱼。还好有柳神让他捡了一堆宝鱼，更重要的是还觉醒了新技能。新技能？江疏宇的念头突然通达起来。对啊，我不是有新技能吗？为什么不用？这么一想之后，他3下5除2把手里剩下的半只烤鱼吃完，站起身来。现在领域升级窟只有 LV3，吸收生命的范围只有直径120米罢了。最好的方法就是他不断施展，不断在整个结界之中寻找。于是天空之上的魔头们就静静地看着他四处走动，不明所以。至于技能骚扰，对江疏宇来说完全没用，他们还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干嘛？所以还不如乖乖在上空看着，当游手好闲的吃瓜群众不快乐吗？江疏宇在结界之中漫步，逆时针开始从结界边缘向内寻找起来。1圈2圈，升级窟完全没有反应，江疏宇索性放慢了速度，每次精神力降到一定阈值的时候，他又取出烤鱼咬一口，而他周身放出的领域也散发着淡淡的绿光，和掉落在傀儡身上的沙尘形成一春一秋的相反景象。本魔还是没看懂他在做什么，这种感觉好难受啊。我也没看懂，你能不能闭嘴好好看？嗡！一声清鸣从结界之中响起，魔头全都低头看去，只见一团绿光绽放着，从空地之上冒出。原来藏在这里啊！升级窟在吸收目标的生命力时，生命力量就会爆发出非常强烈的绿光，就比如现在这样。千仞鬼域集中着这道绿光放出，牢牢覆盖在上方。然后江疏宇毫不客气地丢出了一团魂火，整个结界都颤抖了一下，却没有任何惨叫声发出。难怪之前没找到你，很能忍吗？江疏宇的眼神变得危险起来，直接把升级窟域套在了胡狼的身上。升级窟才刚脱手，那有一道绿光在跑，好神奇啊！神奇个屁！那是胡狼大人。什么？结界之外的魔头们目瞪口呆，默契地在心中为胡狼哀默了一秒。但很快，他们就成了江疏宇的目标。师姐，把他们弄下来吧。江疏宇看着奔逃而去的绿光，也不再管，反正还有2分多钟，正好先把头顶的那些杂碎解决了。秦初征得了信号，闭上眼睛，试图和天空之中的光交流。一个呼吸之后，他的眼睛睁开。成了。话音刚落，天空之上的魔头突然间就被天空上的光芒踹了下来。仔细看去，那光芒像一只脚。这不是3阶修士的技能吗？那个人族小姑娘怎么也可以？不知道啊。大意了，咱们掉下去会干嘛？有个魔头突然想到了关键所在，其他魔头毛骨悚然。但此时他们已经掉入了傀儡群之中，傀儡们已经磨刀霍霍，就要举剑挥下。涂山离落眼疾手快，立马取出一张高级随机瞬移符箓，消失在了结界之中。伤害好高啊！蠢货，死到临头了就不要夸人族了好吗？就是，咱们看能不能冲出去吧。想出去？晚了。江疏宇回答了他们的问题。鬼灵魔法师们的技能也到了，攻击全都集火在这一群 LV60的魔头身上。2只防御值最低的魔头瞬间倒地，横尸当场。砰！一道爆炸声过后，又死了好几个魔头。接下来的爆炸声就更繁杂了。砰砰砰！1分钟过后，结界之中四周鸦雀无声。每个魔头评分过后1500积分，这一波每人都得了15万。秦初征本来还在青文，瞬间晋级到了绿文，像做梦一样。他原本以为自己军衔升上去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至少也要1年，结果时间还够。江疏宇笑眯眯的扭头看向了那团停留在某处地方，还在偷偷继续丢技能攻击的绿光。胡狼似乎并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一道光，在那处角落里安分守己。原本结界是为了困住江疏宇2人，结果现在却成了他的坟墓。傀儡们利落地扛起了魔头们的尸骸，朝着那个方向跟着江疏宇跑去。而这一切，胡狼还不知情。升级窟域环绕在他的身上，不断吸收着他的生命，还怎么都甩不掉，让他苦不堪言。而且江疏宇那一下魂火给他带来的阴影伤害太大了，如果有人问他阴影面积有多大，他一定懒得算。呼，一个魔头的尸骸被抛出，砰，不少沙拉被炸了出来，弹飞出去。嗷呜！丝毫没有心理准备的胡狼忍不住嚎叫起来。
这也太痛了！胡狼赶紧朝着其他方向跑去，他不相信江疏雨能那么准，每次都找到他。结果几分钟下来，每次他刚找到一个落脚点，就有一道影子飞来爆炸，炸在他身上。如此20多次下来之后，他再也扛不住了，悲鸣一声消散在地底深处。击杀 LV66 胡狼，王级魔兽，经验加3300000，积分加10000。如果不是胡狼的特性诡异的话，江疏雨早就把他给宰了。不过这次也算积累了个经验，以后再碰到胡狼就好办了，直接丢出生命领域，升级库的绿色光芒会告诉自己他的所在。刚才那些魔头看到我的第2支军队，似乎并不惊讶，到底是什么人把我的信息传给了那个所谓的柳仙？江疏雨拖着下巴思考起来，难道还有我知道的谁是魔神殿的人？这件事情回去一定要跟师尊说一下。他心中打定了主意，将2支军队全部收了起来，只留下了2个傀儡。其实这场战斗并不消耗什么体力，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原地吃东西，感觉还行。师弟，这下你应该平安了吧？说不准。江疏雨摇摇头，最后一天如同多事之秋。果然，他才说完话，就听见结界叮叮当当的声音。2人同时扭头看去，就瞧见一批龙族正疯狂攻击着结界，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咔嚓，嘣！结界瞬间崩碎，消散在空气之中。2人的视线清晰起来，感受着海界独有的蓝色空气。哼，胆小的人族竟然还用结界藏起来，当我们龙族是什么好糊弄的吗？直接把鸿蒙剑杯交出来，你们就不用躲了，我们赐你们一个痛快。什么叫交出来？那是还。鸿蒙剑杯本就是我们龙族的东西。对，快把我们龙族的东西还回来。2人这才看清，原来结界之外已经聚集了好几十个龙族，真不要脸。秦初征听到那些龙族的话，心头不爽，不吐不快。但江疏雨丝毫不在意，他脑海中都是这些龙族怎么这么善良，就喜欢锦上添花。正好他的军衔再加一点就可以升了，然后再加上他们的武装经验，自己又要赚一大波了。他的眼底烁亮，像闪烁的星辰。保护我方人族修士！突然又有一批人族冲了过来，似乎是想保护江疏雨和秦初征。虽然这一路上他遇到过不少人族说想要保护自己，但刚才魔族的攻击已经提醒了他，人族之中还是有不少奸细的，要小心为上。所以他就不客气了，2个傀儡都捡起了魔头的尸骸，朝着龙族那一方扔去。千仞鬼域笼罩着那一群龙族。砰砰，2道爆炸声过后，刚才还在天空之上叫嚣的几十个龙族几乎都纷纷掉落下来。也有反应快的龙族看到这一幕后，立马转身离去，毫不恋战。原来龙族里面还混了一些老油条啊！江疏雨差点笑出声来，他还以为龙族都是只知道攻击的傻子呢。刚才那14个还冲过来想要帮助江疏雨的人族全都顿住了脚步。这领队，咱们还上去帮忙吗？应该不用了吧，好像都死掉了。你们快看，那些召唤生灵在扒他们的武装。怎么还有掰龙角下来的？这么凶残。也还好，不多，就那一个。龙角不是那么好扒的，江疏雨也没注意到自己的傀儡中出了这么一个异类。他的吩咐是把看着值钱的给扒下来。听到别人说起后，他才注意到2个傀儡之中有一个确实在掰龙角。他的嘴角疯狂抽搐起来，难道这傀儡是跟自己待在一起太久了，诞生出了那么一丢丢意识？但也太贪心了吧，这动作熟练的让人好心疼。秦初征说出了另外14人的心声，大家都没有见过扒别人武装扒的这么熟练的召唤生灵，真是一点都不浪费。许多人开始反思自己之前战斗时是不是错过了一亿灵石。天空之上的蓝色已经渐渐深沉，又快要入夜了。等这一夜过后，鸿蒙剑杯就将彻底归属于他。其实他也不是很懂，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喜欢憋到最后一天才来抢，因为就算抢去了，他们也同样需要经历10天的历程才能彻底收服剑杯。剑杯只认强者，是铁律。但秦初征遇到了江疏雨，相当于开了个挂，至少能够保证后面3天安然无恙度过。龙族吼，充满威严的龙吟声在龙族的世界里传遍，吓得不少小龙瑟瑟发抖，不敢有什么动作。我们龙族的勇士怎么瞬间损失惨重？到底发生了什么？海棠秘境里是不是有异族在针对我族？快去给我查！震怒的声音伴随着强烈的呼吸声，许久都未平静下来。是吾皇。龙族之间本来就有传音密宝，得到命令的那个龙族立马联系起还在海棠秘境的小辈。吾皇，有个叫江疏雨的人族得到了鸿蒙剑杯，我们的勇士让他归还没有成功。龙皇听了这么不要脸的话，丝毫没有脸红，当场下令，传令下去，海界所有龙族务必团结一致，杀掉江疏雨。留守在龙族的猪龙全力寻找空间缝隙，我要人族血债血偿。不久之后，一条条长龙从宏伟的宫殿之中飞出。海界，柳仙大人，计划失败了，属下难辞其咎。胡林涂山离落忐忑不安，向柳仙汇报着刚才的行动。对面沉默半晌之后，才缓缓开口：没事，不怪你，只是本仙没有想到，就连胡狼都动不了他。这样，你到中心地带的最深处，找到那些家伙，让他们动手杀掉江疏雨。末了，柳仙还补充了那么一句：务必记住，首要任务是杀掉江疏雨，其次才是鸿蒙剑。这个人族天骄对我族的威胁实在太大了。柳仙细细跟他说起自己的计划，2道悦耳的女声之中藏着的都是浓郁的杀机。呼，鸿蒙剑杯认可我了。江疏雨身上的金色光柱不断收拢回来，这期间他的精神力都被摩擦再摩擦，大有要和他较量的架势。但还好，那道金柱点到即止，并没有要伤害他的意思。金柱彻底消失后，
江疏宇脑海之中就出现了一朵立体海棠花的地形图，一个光点落在其中一片花瓣上。如何？这次的鸿蒙界在哪个世界？江疏宇抬眼看向他，半天才吐出2个字：唐界。嗡，轻微的响声在这片空地中有些突兀，一道金色的光华在江疏宇的眉心之中亮了一瞬，最终凝结成一个浅紫色的烟雾图案。觉醒技能强化 LV1， 使用者和召唤生灵攻击力提升5倍，所有属性提升2倍，持续30秒。跟鸿蒙界相关的技能名字总是那么朴实无华，大道至简。听说鸿蒙剑被认可之后就会有一个小记号，没想到这么好看。秦初征说完这句话后，才突然意识过来什么，赶紧摇头，不对，重点应该是唐界才对。如果是唐界的话，恐怕我短时间不能去了，毕竟没有达到 LV84。哎，师姐，你忘记了，还要踏入3阶才行。江疏宇补了一刀，荣获秦初征的白眼。嘚瑟什么？你的级别不也不够吗？遇上3阶修士，你也只有被蹂躏的份。真是话题终结者。师姐，怎么去唐界？你知道吗？秦初征瞪大了双眼。你不会要去吧？你在想什么呢？我就问问。江疏宇故作平静。你想去的话也劝不住，但是空间缝隙你知道吧？那是从唐界赶到海界时才能用的。你可别脑子一热就冲了过去。唯一的方法就是去中心地带的最深处，听闻那里有一个去唐界的传送阵。不过，江疏宇立马猜到了，是不是有守护兽？差不多一个意思，是个 LV81的黄级妖兽。听说它是海棠秘境之中从来没被杀过的唯一一个妖兽。怎么可能是唯一一个？不是还有很多3阶修士吗？江疏宇不信邪。3阶修士到海界来，如果动手，就会很快被这个空间排斥出去，几分钟也没时间打呀。秦初征悠悠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听说有个3阶修士以前就来挑战过那个黄级妖兽，可是受了重伤，听闻至今还没有痊愈。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修士死在了他手中，所以时间一长，就没有人去踏足那片地带了。至于传送阵，也许只是传说而已，并不能确认现在那个传送阵是否还存在着。而且鸿蒙界还有好几十年才会更换地点，所以你现在最好耐心等待级别够的时候再去，否则岂不是一场空？如果在鸿蒙界更换地点的时候，江疏宇还没有去鸿蒙界，那么鸿蒙剑碑就没有作用了。我知道。江疏宇敷衍的点点头，秦初征也只能叹息一声，算了，随你吧，只要别死在妖兽手里就行，到时候西西会难过的。你额头上的这个符号看起来真好看，技能好用吗？好用。江疏宇言简意赅，并没有想透露自己技能的意思，也不知道剑碑认可我之后会觉醒什么技能，有什么符号。师姐，你有镜子吗？这个东西当然有了。秦初征取出了一面镜子给他，一边喃喃道：你们男孩子都这么不注意形象的吗？江疏宇没有理他，因为现在他已经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中。我额头上的这个符号，不是符号，是汉字，简体汉字。这是什么情况？师弟，你不会看呆了吧？秦初征表情古怪的在他眼前晃晃，才把他唤醒。这个符号确实挺厉害的，但是不容易研究，至少也要等你到3阶修士才行吧？明白了，师姐你走快一点。两人越来越深入中心区域，当一些人族修士看到二人的等级时，都惊呆了。他们怎么这么悠闲？身上有鸿蒙剑碑，不是应该小心一些吗？他们也太轻敌了，能走到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有点实力在的，或者暗处有人保护，咱们别瞎操心了。有道理。渐渐的，就连秦初征的剑碑认可时间就只剩下最后1天了。师弟，这一路上的妖兽你怎么都不杀了？秦初征有些疑惑。我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找神阁小秘境；第二，找海龙宫。那不就结了？所以我干嘛要杀妖兽呢？秦初征不明所以。你不想升级吗？不想。江疏宇双手摊开，一脸无奈。他是真的不想杀妖兽，他想压着级别，早点获得神阁，这样子才有时间慢慢培养。只是后来的妖兽越来越多，根本躲不掉，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出手。其他人族修士看到他们这样，越发肯定自己之前的猜测，有人在暗中保护，不然为什么这2个小修士都不敢自己招惹此处的妖兽呢？就是怕暴露。但是有些人就不这么想了。一个青鸾大陆衣着的人走了过来，径直对着秦初征行礼：美丽的姑娘，我是青鸾大陆修士周瑜上，我可以保护你。多谢，我不需要保护。秦初征摇头。但是你这样也太危险了，你不知道这里有多少龙族和魔族偷偷潜伏着等待攻击。我们玄武大陆的人还需要你们保护吗？那置我们玄武大陆之人于何地？一个爽朗的笑声笑起，一群人走了过来，他们身上的气息浑厚，整整20个人，身上的武装全都是质量极为精良的轻级武装，甚至每人身上还有好几件王级武装。这样的队伍基本上都是专门打王级妖兽的。秦初征看到了他们身上衣袍的纹路，小声说道：他们是烟雨楼的人。烟雨楼？江疏宇知道这个门派在玄武大陆算是厉害的一个宗派了，青松派跟他们比起来就是鸡蛋碰石头。烟雨楼的人遍布整个苍穹域，几乎哪里都可以遇到。楚南州？周瑜尚不确定的开口，语气里多少有些畏惧。正是在下。楚南州随意的抱了拳后，朝着江疏宇2人走了过去，根本不再理会他。周瑜尚脸色铁青，但终究作罢。实力不如人，至少不要拖着队友下水，和这些人起冲突。他和其他队员立马商量好，选择溜溜球。LV74的楚南州打量着秦初征头上的信息，圣明法使传说2段，不错。他再扭头看向江疏宇 ，LV36鬼修，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突然他的瞳孔放大，立马行了个拜见礼，
绿纹酒花楚南州见过上风，江疏宇这才注意到他的军衔只比自己低一个档次而已。他颔首接礼，没想到在这里也能遇到军营的人。报告上峰，我现在已经不算军营的人了，因为有事已经很久没有上战场了。行，你们回去吧，不用管我们。是。楚南州当即回头，带着一群人离开。保护人？笑话！能拥有这个军衔，一定不是简单人物，肯定用了什么方法，把自己的级别调整成这个样子了。等等，江疏宇突然想起了什么，你们最近见到过神阁小秘境吗？楚南州的脚步一顿，立马转身禀上峰，朝那边走1000里就能看到，但我们是5天前看到的了。江疏宇的眼睛突然有了神采，多谢。找了这么多天，他都快找麻木了，没想到此人真的知道。神阁小秘境这个地方，每个人只能进去一次，这帮人都已经进去过了，所以看到的时候直接选择忽略掉。而神阁小秘境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换地方，时间有长有短，也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哈哈，不用谢。楚南州爽朗一笑，带着其他人离开。江疏宇心中也感慨不已，这些人的气息很强，但既然都认军衔，如果他不说出那一句，恐怕自己还要称呼他为前辈。既然有了方向，我们直接称火凤吧。秦初征爽快地把凤凰召唤出来，二人到了他背上，江疏宇怕错过，牢牢地站在上面。行了大概300里之时，他们突然听到后方有一阵狮吼声，二人身后正跟着一只巨大的雪狮，扑扇着巨大的翅膀。上风，等等我们！楚南州大声喊着，凤凰也在半空停了下来。江疏宇和秦初征疑惑地回头看去，等着雪狮追上来。上风，我们接到情报，在中心地带有一些魔头和龙族正在聚集，而且他们的方向好像就是朝着你们来的。我们烟雨楼的情报一向不会出错，你们现在要怎么办？秦初征总觉得他们是冲着鸿蒙界来的，有些担忧地看向了江疏宇，他们是不是想在最后1日背水一战？江疏宇平静地摇摇头，也有可能是来报仇的。秦初征沉默了一瞬，最终咬牙道：要不还是找一个地方躲一下吧。在中心区域活动的那些魔族和龙族级别都太高了，不用躲，来100个杀100个，来1000个杀1000个。江疏宇摇头拒绝了他，看向楚南州，多谢你为我提供情报，快回去吧。哈哈，我们人族和他们两族一向势不两立，既然他们打我们人族的主意，我们哪有要退缩的道理？楚南州爽朗一笑，而且我们烟雨楼的修士已经聚集在一起了，就等着大战爆发。更何况我们现在想走也走不掉了。楚南州朝着江疏宇的身后抬了下下巴，江疏宇回头看去，果然看到了一堆魔头合龙的影子。楚南州回头大喝一声：兄弟们，准备！20个人立马抽出自己的武器，法修该放技能的放技能。对面人数众多，但他们丝毫不惧，甚至眼底还跃跃欲试。楚南州还用了烟雨楼特制的传讯符，和对面沟通了几句后，就跟江疏宇道：我们的援军马上就到了，只要能撑一会儿就好。江疏宇一边点头回应，一边开始组建军队。绿纹连长已经有权力建立军队了。楚南州这一群人很快就收到了军队邀请，谁都没有犹豫，立马答应。然后他们的心理活动精彩无比，还真的是 LV36，他到底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军队将领的信息，元帅 LV36江疏宇，鬼修绝对真实，不可隐瞒，不可用手段遮蔽。远处的影子越来越近了，几个呼吸之间就能看清有多少数目。200多个魔头和100多个龙族，也还行。江疏宇心中暗自点头，看来这场仗能打。楚南州战意汹汹，即便对面的人数众多，也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战意。傀儡和鬼灵魔法师都不能飞，秦初征已经让凤凰降落到了地面上。江疏宇把黄泉元帅召唤出来的瞬间，就立刻给这一支军队进行增幅。楚南州一行人都惊呆了，但谁都没有开口说话，只是悄悄传音。这也太可怕了吧！怎么有这么多召唤生灵？没有点实力，怎么敢走到中心区域来？更何况他的军衔还比老大高，强一点不是正常的吗？众人看向江疏宇的眼神越发佩服了。增幅完成的刹那，鬼灵魔法师就朝着上空冲在最前头的魔头丢出了一堆技能，而亡灵傀儡们则是冲向了附近的一只妖兽，200多剑同时砍下，一只 LV66 的妖兽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傀儡们把那只体型巨大的炮灰妖兽一起偷了过来。江疏宇扭头看向楚南州：你们可以把这些魔头龙族给弄下来吗？可以，但只能坚持60秒。楚南州点头，用眼神示意背后的一位奥术师出来，但可以覆盖方圆2000里的地方，技能冷却需要10分钟。足够了，待会听我指挥。江疏宇点头之后，那位奥术师就退了下去。混在魔族之中的领头人胡灵涂山离落眉尾还带了一丝忧愁，不知道这群魔头能不能把江疏宇给宰了。毕竟之前他杀魔头那么轻松。楚南州看清了这一群敌人后，稍稍放松了一些，还好都只是高阶魔头。怎么说？江疏宇有些疑惑，魔头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吗？没有大魔头或者王级魔兽就好打得多。按照海界的规则， LV84 以上的大魔头若是要在海界动手，只能待几分钟，但这几分钟也足以杀一批人了。而按照地位划分的话，有魔头、王级魔兽和魔王，有时候魔王也不代表级别足够。原来是这样。江疏宇点点头，看来前几天打的那个胡狼的地位跟大魔头差不多。龙族的他凭猜都能猜到，血脉越纯，地位越高。就比如眼前这一批龙族，身上都珠光宝气的，一看就是血脉纯度高的。这些武装好值钱的样子。听到这话，楚南州一行人都不明所以，只有秦初征知道他又在打这些武装的主意了。这群魔头在天空之上飞的距离都有间隔，很容易把鬼灵魔法师们的技能避开，就算砸中也只偶有轻伤而已。
等他们停下来的时候，和江疏雨一行人还是保持了距离，似乎担心枯骨烂炸一炸一片的威力。涂山离落飞到了最前面，小心翼翼地看着江疏雨，慢慢拿出了一个玉牌。砰！玉牌落在地面上碎开，炸出一大片黑紫色的火焰，瞬间蔓延在江疏雨这一群人的周围。魔火！除了江疏雨，其他人都忍不住惊呼出声。江疏雨拧着眉毛望向楚南州。魔火是魔族力量的来源，听闻第一个魔头就是从其中诞生出来的，只要有魔火在，魔族的实力就会增强，保守估计10之有3。哦，懂了。江疏雨恍然大悟，听到他这么轻飘飘的一句，楚南州才觉得自己讲得不够严重。我们人族之所以久久攻不下魔窟，就是因为魔火，可不能轻视啊。好。江疏雨回答之后，就看到魔头们冲了过来。在魔头们冲过来之时，已经发动了不少攻击，落在了地面，各种五彩斑斓的黑朝着他们扑来。天空之上更是有好几个魔头瞬间消失。楚南州眼皮一跳，没想到魔族竟然还准备了杀手。他正要上前，就被江疏雨伸手拦住了。当，一连6个金属敲击的声音响起，江疏雨弯起了唇角。所以说这些魔头真是友善，每次都知道送上门来，好让他使用招牌技能。影子纠缠瞬息之间就抓住了这几个魔头，但因为等级差距低他们至少35级的江疏雨还不能把他们完全控制在原地。6个魔头转身就撤，但速度还是太慢了，战场之上争分夺秒，怎么可以浪费呢？亡灵傀儡们把藏在身后的妖兽暴露出来，就在涂山离落喊出快跑的瞬间，江疏雨的千仞鬼域已经笼罩住了他们。砰！爆炸声震耳欲聋，这些杀手全部被秒掉。楚南州咽了一口唾沫，这几个魔头可都是名刀魔啊，同级的人族修士遇到他们都只有被秒杀的份，就算他们的防御力再低，也不可能被当场秒杀才对。退！快退！涂山离落赶紧慌张的发号施令，再不退的话，他们这些魔族就无路可退了。退！地面上的江疏雨自然听到了他的这句话，心里忍不住嘲笑起来。有地方退吗？不少魔头的攻击已经落在了众人身上，江疏雨顺手给他和秦初征换了一套6段甲后，看向了天空之上的魔头和龙族。这些龙族也不知道吃了什么枪药了，根本不管这些魔头在干嘛，也不会听到他们说的话，朝着江疏雨的方向横冲直撞。此时他们都是人形，飞行的速度慢了许多，但也正合江疏雨的意。江疏雨耐心等待着龙族靠近，秦初征默默拿出一把油纸伞撑开，反正他现在不用打架，能不把衣服弄脏就不弄脏。呼！傀儡们把一个魔头的尸骸丢了上去，划出一道风声。砰！ LV72 的魔头生命力丰厚，在超级加倍下，将近一半的龙族都被炸死了，血液横飞。涂山离落又急又气，这些龙族都是猪脑子吗？什么都不调查就冲了上去，这不是给江疏雨送火药吗？算了，随机应变吧。现在地面之上有50多个龙族尸骸，就算是王级魔兽也没法跟他对打，打个屁！这些龙族里有3个珠光宝气的，傀儡后勤队勤勤恳恳地把他们身上的武装给扒拉下来，看得众人表情古怪不已。剩下的龙族都不再靠近了，突然意识到魔族为什么飞得远远的。一只纯血龙族朝着身后的龙喊道：“咱们向后退，用远程攻击。刚刚那一下爆炸就能解决掉一半的龙族，要是再来一下，他们就全军覆没了。”于是龙族和魔族都远远地打着他们，接连不断地甩出技能。这一幕让江疏雨心中怨气顿生，就你们会飞是不是？让他们下来！此言一出，奥术师立马丢出了技能，整个天空都在排斥着魔族和龙族，把他们弄了下来。靠！那边那群人族可以把咱们弄下来，大意了，竟然还有禁飞技能！不等他们吐槽完，落在地上，江疏雨已经召唤出了一支又一支军队。黄泉元帅勤勤恳恳地给自己的兵丢出增幅技能。亡灵傀儡有多凶悍，楚南州这一行人刚刚见识过，但成千个实在让人难以想象。看来是他一个人自己杀进来的啊！咕噜，烟雨楼这一群人都忍不住为魔族和龙族哀悼起来，估计他们也活不了多久了。而正在空中下落的魔族和龙族顿时慌了神，尤其在看到傀儡们搬起了一个又一个魔头和龙族的尸体。我想回家，谁能来救救我？正在体验自由落体运动的他们欲哭无泪，被炸死的感觉不好受啊！虽然他们还没有体验过，涂山离落早就有所准备，正好柳仙给了他一个法宝，可以在此处用。在精神力触发法宝之后，一个光圈笼罩住了他，涂山离落渐渐飞了起来。那个魔族有法宝，奥术师额角都流出汗来。没事，落网之鱼无所谓。江疏雨看见涂山离落后，哪里还不知道，这次又是他的手笔，不，准确来说是柳仙的手笔。如果说柳仙没有给他什么法宝的话，他是不相信的。砰砰砰，不断有爆炸声在空中响起，千仞鬼域的紫色烟雾笼罩住了所有的龙族和魔族。大部分龙族、魔族还未落地就已经被炸死了，亡灵傀儡都一脚踏入了魔火之中，拎剑等待还活着的魔族和龙族掉落。江疏雨自然也跟了上去，他身上的6段甲不断闪烁着暗芒，将魔火的侵蚀挡住，根本伤不了他分毫。我们哪里是什么魔头啊？这个江疏雨才是大魔头好吧？本魔有一种预感，本魔今日活不了了，来世再做兄弟吧。落在地上的魔头无奈不已，打量着紫色雾气远处的傀儡，死到临头了还有心情闲聊。江疏雨轻飘飘的声音落在了这些魔头的耳中，瞬间让他们毛骨悚然。他们赶紧慌不择路，四散而逃，但是已经晚了。一个个魔头的尸骸已经落在了他们上空。砰！龙族那边，鬼灵魔法师们都在招待他们，不需要江疏雨担心。他要整治的主要对象就是魔窟的这些魔头，
毕竟魔族身的手太长了，得多敲打敲打。楚南州这边有人捂住了心脏，老大，咱们是不是不用动手了？是啊，我看这些魔族和龙族都快死光了，咱们再上去，岂不是画蛇添足？援军也可以叫回去了吧？估计来了也没用。楚南州此时脑海中的惊讶都被兴奋取代。你们没注意到自己的军衔吗？听到这话，众人才发现自己的军衔正在变化。楚南州更是从青纹九花进阶到了红纹，正中央的红色莲花炽热不已，灼红了他的眼眶。他们已经太久没有去边关了，选择退役都是无奈之举，谁不想走到紫纹降级？更何况这军衔还是江疏雨送给他们的。他原本可以不组建成军队，因为他的那些技能根本伤不了他们，距离太远了。1分钟很快过去了，魔族龙族死伤大半，即便是没有死的魔族都已经被打残的不能自理，根本飞不起来。啊！吼！愤恨悲惨的声音交织，龙族和魔族正单方面的被欺凌着。至于魔火，完全没有作用。江疏雨一人千魁，群殴着这几百个敌人。小狐狸青年好没有？柳仙娇媚的声音从涂山离落手中的一面小镜子中传来。柳仙大人，现在已经死了90个龙族，还有150个高阶魔头。涂山离落恭恭敬敬地回答着。哦，只要超过200个就好。既然有这些龙族上门帮忙，那他们的血脉之力本仙就借来用用了。镜子另一面的柳仙不知道做了什么，地面上的魔火突然旺盛起来，不断升高，遮盖了众人的视线。楚南州眼疾手快，施展出了群体护盾，将所有人保护在里面。但几个呼吸后，护盾瞬间破碎。他一咬牙，接连使出2个技能，把所有伤害都扛了下来。跑！他艰难地吼出这一个字，不知名的攻击实在太强大了，现在他根本没有办法移动。看来今日要栽在这里了，竟然有大魔头出手。一道治疗术打到了他身上，他才惊讶地回头，想不通为什么他的伙伴都还在这里。在他的极致防守破碎的时候，另一道护盾又撑开来。老大，我们也有防御技能的，你忘吗？是啊，老大干嘛一个人撑着？我们又不是废物，对吧？每隔几个呼吸护盾就要补上一个，魔气的侵蚀实在太迅猛了。忽然，一道带着炽热气息的圣明结界笼罩在了众人头顶。秦初征的光明属性本来就克制阴暗，想要抵挡这些魔气，比他们这群高阶修还要轻松。他缓缓从魔火之中走了出来，而且身上的6段甲明显又换了一件。众人看见他的时候，顿时松了一口气。既然他还活着，身上的铠甲在替换，那就说明江疏雨还活着。过了一会儿，江疏雨也从魔火之中走了出来，他随手一招，楚南州一行人身上也被6段甲包裹起来。这次麻烦大了，有大魔头出手。楚南州走到了他身边，江疏雨轻轻摇头，不是什么大魔头，是柳仙。什么？竟然是魔王出手了？柳仙跟人族打交道比较多，在人族里也比较出名，楚南州这一群人没有不知道的。上峰，柳仙怎么会对你出手？楚南州皱着眉头，要不要跟玄武城的那些大能报备一下？不用，他们都知道这个柳仙之前杀我没杀成，恼羞成怒了。他应该不觉得这点魔火能烧死我才对，估计还有后手，你们小心。没多久，秦初征的结界就消失在空气中，6段甲接过了防御接力棒，不断闪烁暗芒，为众人抵挡着伤害。这套铠甲也太好用了吧，竟然能防御这么久。楚南州一行人再次被狠狠地震惊了一把。炽热的魔火持续蹦跶了好几分钟，终于开始有了变化，一个虚影在火焰中央上空浮现。糟了，柳仙在献祭！楚南州惊呼一声。献祭什么？江疏雨感觉这个词好耳熟，但又不太确定。献祭这些龙族和魔族，可以请出火系魔族。江疏雨听到魔族这个词，表情古怪不已。这个女人疯了吗？还想用魔族对付我？其实她也不知道魔族是什么，但听着就很强，至少听起来比魔王强。就看是哪位魔族了，有些魔族实力比较弱，还是得看运气和祭品的。秦初征也大概知道一些，补充道：江疏雨点点头，这个他就知道了。抽奖吗？杀了火系魔族能掉什么东西？他随口问了这个问题，也不指望谁能答上来。秦初征倒也听说过，回答了他，应该能掉火系灵石，使用了以后可以增加对火系的防御。那有技能吗？当然没有，只能增加防御力而已。秦初征摇头。江疏雨忍不住感慨，那也没柳神厉害吗？掉落的东西那么惨。楚南州一行人听到二人的话都骂了。上峰，你竟然杀了柳神！江疏雨指着他胳膊上的军衔回答道：你现在军衔跟我一样，别再叫上峰了。对，杀了，是个好妖兽，就是人形不如本体好杀。什么？竟然还把人形逼出来了！楚南州顿时语塞，一旁有人忍不住开口询问：那最近死掉的2个黄级妖兽都是你杀的吗？对，都是我杀的。那个魂蝶皇在杀了魂蝶后之后才会出来，需要进一个秘境。他们这一群人做梦都想杀一只黄级妖兽，但是他们光是杀魂蝶后都费劲，至少有好几个人要落得重伤。魂蝶皇，他们苦笑一声，人和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悄无声息之间，江疏雨又多了几个谜底。一个魔族终于出现了，站在众人的视线之内。这个魔族头上有龙角，显然龙族的血脉之力出了不少力。哥哥楼小修士，收下本仙的礼物吧。要是你能活下来，本仙一定邀请你到本仙的宫殿中品尝美味佳肴。柳仙的声音渐行渐远，魔族彻底苏醒，睁开了双眼。他周围的魔火再次上升，把江疏雨一行人给笼罩在火圈之内，一方不死，终将继续战斗，生死之战。你们都退后。江疏雨让众人退后之后，把刚才收起来的黄泉军队全部放了出来。呼！
蹦！漫天的魔法飞向了龙角魔族，他朝着天空怒吼一声，看向了江疏雨，奔跑着过来。杀死这个人族！柳仙说了，必须杀死这个人族，这是对祭品的回礼。他的双眼猩红，和无数亡灵傀儡碰撞在一起。噗噗噗！嘎吱！一个个傀儡被撞飞开，落在了地上。江疏雨看着对方目标明确的脚步，丝毫没有畏惧，丢出了探测术。LV72 的火龙魔族总体数据50万，比黄级妖兽柳神的总体数据还要差了点，不过比起胡狼来要强太多。可惜刚才的魔火太过旺盛，把所有的尸体全部都融化了，现在只能硬打了。楚南州他们也看到了火龙魔族的数据，远远超于他们平时打的 LV60上下的王级妖兽，总体数据最多到36万，不会越过雷池。他们乖乖地站在结界最边缘，为江疏雨捏了一把汗。而天空之上的涂山离落心情美妙极了，魔族都出动了，虽然级别不是特别高，但是也十分厉害了，至少是他不敢触怒的存在。有魔族在，江疏雨的小命还不是手到擒来。这段时间他被江疏雨弄得太狼狈了。呼！魔火突然炽热了几分，一群人的6段甲都闪烁了一下，最后归寂于黑暗。这是火龙魔族的一个技能灼伤，但有黄泉元帅在，这种程度的攻击根本不够看。亡灵傀儡和鬼灵魔法师立马就被治疗恢复了。江疏雨心中有些嫌弃的吐槽了2个字：垃圾。傀儡们全都挡在了江疏雨和魔族之中，弄得魔族差点心态爆炸。轰隆隆，整个火焰之中似乎有什么在震动，地表开始裂开，灼热的液体开始出现在地面上。如果不是穿着6段甲，他们一行人肯定会觉得烫，但持续伤害就意味着他必须时时刻刻注意更换6段甲。烦！江疏雨的眼底划过一丝厌烦，这种持续攻击被别人用来对付自己，莫名其妙会不爽。魔族又丢出了一个技能，天上开始掉下火雨来，每一滴雨都是一个小火苗。江疏雨蹙起眉头，直接使用了最新获得的强化技能，30秒内召唤生灵的伤害都会提升5倍，再加上天赋加成的40倍，就是原来基础的200倍。他就不信不能赶紧解决这个东西。使用了这个技能后，江疏雨眉心上的金色符号突然飞出一缕缕金线，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将所有的傀儡都连接在了一起。30秒，宰了这家伙！江疏雨一声令下，亡灵傀儡和鬼灵魔法师们都施展出了技能，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把魔族赶尽杀绝。吼！一道怒吼声响过后，江疏雨就收到了提醒：击杀 LV72 火龙魔族，经验加360000，获得火系灵石，积分加9090。江疏雨都傻了眼，他都没想到这一招的威力如此之大，其他人也都没想到遇见魔族竟然都还能秒杀，那岂不是以后他在海界遇到什么黄级妖兽都可以任意秒杀了？不对，有一些妖兽还是很强的。想到这里，众人都得到了些许安慰。涂山离落却懊恼不已，该死，我竟然忘记他得到了剑杯的认可，肯定会有技能才对，此事忘记跟柳仙大人禀告了。江疏雨的眼神轻飘飘地落到了他的身上，他瞬间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心中开始发颤。不！涂山离落忍不住后退了一步，看到秦初征的手抬了起来，他眉心一跳，这个小姑娘也能压制飞行能力，她不能落到江疏雨的手中。涂山离落的求生欲突然爆棚，直接捏碎了怀中的一个水晶，一个漩涡出现在他的身侧，他想也没想，直接一头栽了进去。江疏雨的鼻子敏感地捕捉到了魔窟那边的气息，但很快漩涡就消失在了半空中。30秒到，所有召唤生灵身上的金色光芒全都消失了，就像不曾出现过。我都还没来得及使用技能，秦初征搓了一下自己的手，他回魔窟了，也没办法抓。江疏雨摇摇头，眼角余光瞄到了一群人正在朝着此处狂奔而来，他当即给秦初征使了个眼色，他立马明白，二人悄悄地离开了。人太多了，容易出问题，能避免就避免。神阁小秘境入口，这个入口被2大株藤蔓挡着，不仔细看的话根本注意不到，而此地还残留着战斗的痕迹，他们应该是在打妖兽的时候发现的，不然这个入口这么隐蔽，谁会注意得到？江疏雨分析起来。秦初征点点头，那我们进去吧。江疏雨谨慎地环顾四周，感觉附近确实没有人后才迈开步子。二人进入小秘境之后，秘境入口就消失了，但凡有人进入，神阁小秘境都会封闭起来，立即转移地点，等人出来之后才会再次呈现在世人眼前。神阁小秘境中，江疏雨和秦初征都各自被分在了一座平台之上，二人相距数十米，中间有一道结界相隔，两人面前都有一道阶梯，阶梯的尽头是云彩，谁也看不清尽头有什么东西。此刻两人身上的武装似乎变成了普通的衣着，无法召唤凤凰，也无法召唤傀儡与魔法师，可是江疏雨隐隐能够感觉到眉心的金色符号依旧可以使用。师弟，在这里我们不能借助任何外力，你只要记住一句话，不退分毫。我先走了。秦初征轻笑一声，踏在了阶梯之上，消失在了江疏雨的眼前。不退分毫。江疏雨喃喃重复着这句话，师尊之前也跟他说过这句话，他原本还以为这是师尊个人的心得，没想到竟然成了铁律。既然如此，不退就不退吧，反正他也没想过退后，毕竟只要后退就会被神阁小秘境踢出，太羞辱人了。江疏雨深吸一口气，踏上了阶梯，他回头看去，后面的场景已经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侧面也没有别的阶梯了，一种泰山压顶的感觉按在他的肩膀之上。鬼修主修的是精神力这一项，所以阶梯上的考验最先针对的也是他的精神力。他在冥冥中似乎听到无数道声音在窃窃私语，退回去多轻松啊，别往前走了，留下来吧，退一步海阔天空，何必这么强逼自己呢？只要把脚轻轻向后退一步就好了，是不是很累啊？
这些声音稀稀疏疏的，每一道声音似乎都敲击在了他的灵魂之上，而且力量并不是非常强，看来是根据级别调整的。确实，一旁的秦初征已经 LV49了，他不得不扛着重大的精神压力负重前行，所以对比下来，江疏影这边就轻松的多了。更何况他还是用魂石提升过精神力的，想要抵挡这些诱惑的声音，完全不在话下。排除掉所有外在因素的影响，现在他的基础精神力远超于同级修士15000，但神格小秘境给他的考验依旧是按 LV36计算的。如此下来，江疏雨可以再承受4倍左右这样的压力。走了一段时间后，江疏雨忽然能看见隔壁的情况了，秦初征已经停了下来。他走在自己的前头，江疏雨快步走到了相同的位置，整条可以看到的阶梯的中央位置。还不等他询问，他就看到了眼前的楼梯之上飘着一缕缕金丝，每一缕金丝上都蕴含着十分强大的能量。那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似乎是蜿蜒的河水缓缓流淌，又似是澎湃的江河湖海。每隔一段距离，金丝就会增加一缕。师尊说过，一定要让我走完第一段，从第二段开始，金丝就会变成2根，难度会变大。江疏雨喃喃开口。秦初征听见了，便回应他，因为走完一段才算积累完一个神格，如果缺了一个阶梯，那么神格就不完整。只要能积累到一个升阶的几率就可以提升到 80%， 但如果积累的越多，神格越强大。如果你能走到最顶端的那个伏羲琴旁边，踏入3阶之时，升阶的几率同样也能提到 80%。 说到这里，秦初征的眼底燃起了火焰，势在必得。他是想走到顶端的人，不然也不会压着等级苦苦在边关寻觅苍穹石了。谢谢师姐，共勉。共勉。江疏雨遥遥看着伏羲琴，这是他原本的世界里传说中才会出现的10大神器，但在苍穹域，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相关的神话故事。也许一切可以到鸿蒙界中探究。鸿蒙象征着万物初始，也许苍穹域和地球有什么联系，当然了，也只是也许而已。就算知道了有什么联系，对他而言也没有什么用。比起那个世界的流水线社会，他更喜欢现在这个充满探险色彩的游戏世界。传说伏羲琴以玉石和天丝所制，浑身泛着银白的光芒，可以支配万物心灵。游戏里加入这个东西，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不知道会不会有一样的作用。也许不会，因为那伏羲琴上面泛着的是金色的光芒，太美了。江疏雨情不自禁地踏出了第一步。轰！这回是真的有泰山压顶的感觉了。他感觉自己的背后有一座山，想要把它压回去。想把我打入尘埃吗？我偏不。他身后就是涡流，只要被推下去半步，就会永远的告别神格小秘境，再无缘获得神格了。哈！他大喝一声，在第一道阶梯上站得稳稳的。那一丝金线没入了他的身体之中，却掀不起一丁点浪花。就算他打开了信息页面，也什么都没有。不管了，总会有变化的。江疏雨再次迈步上前，万事开头难，第二步并不像第一步那样迈得艰难。他一步一步保持着频率缓步走着。许多人都不知道神格对升阶的好处，因为大多数人能进入海棠秘境时都已经到达了 LV54， 更别说他们走到中心区域的时候已是 LV60 以上了。像江疏雨和秦初征这样的也只是少数而已。就算是世家子弟，也不一定有这个实力走到这一步。一路走下来，融合的金丝越多，江疏雨越觉得舒服，像是被灵气滋补了一番。秦初征和他的步伐速度也差不多，但此刻他却大汗淋漓，似乎并不轻松。两人走了不知道多久，这段路程说短暂也短暂，就好像只过了几分钟而已。可是说漫长也漫长，每一步都耗费了大量的心神，只有在接收到金丝的时候，才能得到一瞬间的缓解。在走完第一段路程之时，二人眼前都出现了2条金丝悬浮在阶梯之上。轰！江疏雨的脑海之中突然响起了一道清脆的轰鸣声，不知是骨骼被打开，还是经脉被拓宽，那种感觉太神奇了。用他以前知道的词汇来说，就像是灵气灌顶。神格 LV1， 所有属性正 1%， 身体所有技能恢复速度翻1倍，每一级递增。身体所有技能，这是什么东西？秦初征原本亮了一瞬的眼睛突然迷茫起来。江疏雨淡淡开口，应该就是疲惫感和精神力之类的东西。听到这么简单粗暴的解释，秦初征立马理解了。江疏雨此时终于明白，为什么师尊说这个东西越早获得越好，感情是可以升级的。他用过魂珠，精神力恢复速度本来就是已经翻了100倍了，现在才加1倍，感觉有点鸡肋。别胡思乱想，我的主要目标是获得神格。江疏雨晃晃脑袋，把脑海之中那些膨胀的想法赶走。秦初征得到了神格的滋养后，瞬间舒服了不少。现在他已经追上了星尊当时的脚步。LV49 的星尊就是因为比其他人提前了11级获得神格，才会走到如今的地步。他相信不久之后自己也能成为星尊那样的大能。只不过他看向江疏雨的眼神有些无奈，这个世界总有比自己优秀的人存在，以后此人的成就必定远超星尊。二人再次启程，踏上了前进的阶梯。可是这一次，江疏雨才融合了10根金丝，向前走了5步而已，神格竟然又升级了。这么快就升级了，那是不是很快就能追上魂珠给精神力恢复的速度了？江疏雨心中哑然，他还以为要走完第2段才能再升一级。越往上走，他所感受到的重力越大，但依旧还算轻松。再次融合20根金丝后，升格才升到 LV3， 需要的金丝越来越多了，但是没关系，反正眼前还有这么多阶梯，完全够他收集了。江疏雨的眼底跃跃欲试，不知道师尊当初升到了多少级。而他隔壁的秦初征死死咬着牙，好不容易才踏出了第5步。呼，他吐出一口浊气，感慨道：终于到 LV2 了，看来我已经算是绝代天骄了。秦家历史上最高的不过 LV4 而已，当初星尊就走到了 LV5，
没准我真的能成为比肩星尊的人物。他越想越激动，刚想跟隔壁的江疏雨分享自己的喜悦，就看到了令他目瞪口呆，让他丧失世家女风范的一幕。江疏雨现在至少距离他几十米远，他必须抬头才能看到，而且他现在还在稳步前进着，速度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太夸张了，他肯定已经超过星尊了。秦初真苦笑一声，我早该想到的，这小子并非常人，就连星尊年轻的时候都不如他，也不知道此人以后会走到什么高度。他收敛了所有的情绪，看着眼前的阶梯，目光闪烁。人比人气死人，他还是踏踏实实走好眼前的每一步吧。向前踏出的脚步又快了许多，但最终还是在高压下不得不减缓了步子，逐渐平缓下来。江疏雨继续走了几分钟后，再度停了下来。终于到 LV5 了，真不容易啊！嘴上说着不容易，但其实轻松无比，一滴汗都没有流下来。现在他的精神力甚至比大多数二阶修士都还要强，考验也只针对他的级别而已。只是不知道踏出下一步又会突然增压。按照这种阶梯考验的尿性，一般都是阶梯式增强重力的才对。眼前的金丝已经变成了3根，他得做好心理准备。幸好之前已经得到了魂石，不然想要走到这一步，恐怕天方夜谭。艰难地迈出第一步后，后面的步伐又开始稳扎稳打。就在他眼前的金丝变成4根的时候，突然一道气息从隔壁传了过来。江疏雨回头看去，就见秦初真身边出现了一团光晕，笼罩住了他，才得以让他的速度加快。不错嘛，现在秦初真的步伐比之前的任何一步都还要快。哒哒哒，秦初真专心致志地上着楼梯，终于在收集完所有的2根金丝时，身上的光晕消失了。终于到 LV5 了，相信回了家族之后也不辱没秦家的荣光。他气喘吁吁地朝江疏雨的那个方向抬头看去，就看见那人对他一脸鼓舞，站在那么高的地方鼓励别人，我还是他的师姐，也太刺激人了。秦初真无奈极了，自从遇见他之后，别人只要说自己是天之娇女，他都觉得自己不配。可恶，我一定要继续走下去。秦初真一咬牙，准备好好休息一番再出发。江疏雨回过头来，全神贯注迎接着下一个阶梯增长式的重压，至少涨了4倍吧。他倒吸一口凉气，用力地将另一只脚也踏了上来。站稳之后，他才松了一口气，看来这最后一关也能顺利通过了。才这么想着，他踏出的下一步差点就被推了出去。下一个阶梯的压力又增大了好几倍。什么鬼？这也太赖皮了。他一边吐槽着这个设计的赖皮之处，一边庆幸着自己好歹能够扛下来。看来接下来的每一步都要小心慎重啊。就剩最后9步了。此时他的神格已经到了 LV10，脚下的这一步直接让他的神格涨了1级，可见这5道金丝之中蕴含的能量恐怖。接下来的每一步都不容易，但他知道现在他脚下的这一步是极大多数2阶修士都不能到达的一步。可是他的目标是走到伏羲琴旁边，面对下一个阶梯，他抬起的脚始终无法落下去，看来只能用那一招了。强化。他额头中央眉心处的金色符文发出亮光，转瞬一道道丝线笼罩住了他，所有基础属性都提升了2倍。原本被泰山压顶的他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稳稳地踏出下一步。剩下的就简单多了，他的神格级别也在一路攀升。很快他就走到了伏羲琴旁边。又是简体字，多么令人怀念的感觉啊。在这个游戏里，所有人接触的文字除了 BOSS 之外就是繁体字和阿拉伯数字，还真没有简体字出现。只见伏羲琴周围都有一道金色的液体在流转，那是神格的力量，浓郁到了极致，就成了水。江疏雨念头一动，就想伸手去摸琴，结果轰隆隆，整个神格小秘境突然响起古怪的声音，天地色变，被一层乌云笼罩起来。还未走完3根金丝阶梯的秦初真正坐在楼梯上休息，大声喘息着。他抬头看到了这一幕，愕然。咔咔，天空之上雷电闪烁，2道雷电各自朝着江疏雨和秦初真打了下来。不就摸一下宝贝吗？怎么还劈人呢？江疏雨醒了过来，无奈地叹了口气，朝着四周望去。师姐也出来了。他走过去，将手放在他的鼻翼前。还好，还活着。确认人没事之后，他就盘坐在原地准备入定，好好休息一番。现在神格的等级已经到了 LV36，如果不是他的等级受限的话，也许会更高，不过能给他的基本属性增加 36%， 也算是不错的收获了。但是现在既然成了自己的技能后，神格一定会随之增长。我要是把这个说给师尊听，他估计得吓得跳起来。江疏雨想到那个画面就觉得好笑，然而下一秒他又被震惊住了，因为伏羲琴正安安静静地躺在他的虚空收纳域中。可是现在还不能用啊！而且既然伏羲琴成了他的东西，那是不是说明神格小秘境以后都不存在了啊？秦初真突然坐了起来，精神未定，他茫然地看向江疏雨，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突然会被雷劈？师姐，不好意思，连累你了。我没想到走到伏羲琴旁边会被赶出来。秦初真拧着双眉，惊呼道：“什么？你竟然走到伏羲琴的旁边了？”江疏雨没再解释，如果让他知道自己拿到了伏羲琴，岂不是反应更夸张？你真的太可怕了，被你影响就影响了吧。反正最后几步我也踏不出去了。离开秘境之后，秦初真身上的鸿蒙剑碑也彻底认可了他，彻底和他融合在一起。一个金色的符号落在他的脖子侧方，是一个破字。他取出镜子照着看，哎，这个符号比你头上的那个复杂不少。师姐，你的技能是什么？是破军，无视所有障碍物，诸如结界、副本、秘境等空间障碍，加速突破，
持续时间1分钟，听起来还不错。江疏雨沉吟许久，才道：“师姐，你这个技能很实用。他的为武，也许对应的是武曲星，准确来说是剑碑之中记载的技能都很实用才对吧？但凡和鸿蒙界搭上联系的，有简单的吗？”秦初征非常理智，召唤出了凤凰，踏在了他的背上。师弟，既然剑碑已经认可我了，那我就没有必要再麻烦你了，有缘再会。对了，再给你一个子阵盘，到时候若发现海龙宫，我就跟你说一声。秦初征理智又果断，算是江疏雨打心底佩服的女中豪杰。好的师姐，多谢了。不用客气，一报还一报嘛。说完，秦初征就乘着凤凰离开了此地。江疏雨伸了个懒腰，喃喃道：“好了，我也该踏上炼级之旅了。”5支黄泉军队出现在他眼前，朝着中心地带进发。附近的妖兽级别全都在 LV66 至 LV72，完全可以应付。更何况他的召唤生灵这么强，可谓是一路横推。生机窟也不断施展着，跟着一起练级。反正现在精神力恢复速度快，随用。江疏雨一直向前走着，莫名其妙到了中心区域的最中央处。江疏雨将其简称为内环。都出现 LV72 以上的妖兽了，72以下的竟然比中环地带的还要强上不少，还拥有特殊技能，有意思。据说内环的区域还在持续扩大中，也不知道海界会不会有一天全部变成内环的地盘。一道流光从天空划过，朝着一个方向坠去，立马吸引了他的目光。在海界之中，这种异象只代表了一个可能，有特殊的东西出现。这种东西不限于副本秘境和宝物，但是那东西太远了，朝流光追去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对他而言有些虚无缥缈，还不如踏踏实实的杀妖兽升等级。江疏雨继续使用着生机枯玉和枯骨烂炸，终于一道光柱从天而降，他踏入了 LV37，伏羲琴也有了反应，一缕缕金丝融入到了他的身体之中，神格也升了级。又是一道流光从天空之上划过，这一次光芒更为明亮，而且比之前的要大得多。这次不会落在我附近了吧？江疏雨的眼睛亮了起来，这次刚好落在他前进的方向上，不就算是老天爷赠宝？他兴奋起来，去晚了人多就得抢，早点进去才能捡漏。江疏雨继续召唤了第11号黄泉元帅，把自己麾下的傀儡与魔法师都分别给了他，一边赶路一边继续召唤，争取填满芥子空间。赶路了2天1夜，他终于走到了陨石落下的附近。根据气息判断，应该就在这附近了，而且周围的妖兽几乎都死绝了。他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应该有人已经到了。收起了大部队后，他只留下了几个傀儡，朝着周围散开，搜索起来。他们的速度极快，很快就发现了某一个方向的妖兽全都躺在了地上。江疏雨敏锐地察觉到这就是正确的方向后，就收起了一大半的傀儡，朝着那个方向跑去。有战斗余波，江疏雨立马警惕起来，仔细辨别空气中的气息，人族和魔族。糟了，魔族比较多。他加快了脚步，朝着那个方向赶去。果然，15个 LV72 左右的魔头正包围着7个 LV60上下的人族，完全处于劣势。但是他们配合默契，装备精良，还死死苦撑着。那群人的领队大吼道：“大家再坚持一会儿，副本马上就要出现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去躲避。”嘻嘻嘻，天真的人族，就算你们进去了，我们也还在副本门口等着你们呢。就是真当我们会错过这么美味的人血吗？那些魔头毫不客气地嘲笑着这些人。突然，一朵金莲绽放在所有人族的头上，刺得那些魔头的眼睛都睁不开了。那莲花的花瓣分明就是锋利的刀锋，这是江疏离的技能。江疏雨激动不已，果然看到了人群之中站着的江疏离。他此时神情肃穆，脚下的步伐不断，施展着技能。金莲绽放开来，每一片花瓣都化为了最坚韧的利刃，朝着魔头们刺去。此时，那些魔头都被这金莲的光属性克制，处于致盲状态。那一堆人族的领队立马带着几人朝着一个方向退开，正是渐渐成型的副本涡流。只要他们再坚持一会儿，轰！魔头们瞬间从致盲状态脱离出，打飞了那些刀锋，目光阴狠地看着他们，朝着他们丢出技能。一群人不得不停下后退的脚步，施展出技能抵抗魔头们的攻击。姐姐，江疏雨冲了过去。江疏离有危险，他怎么可能坐视不管？但听到这个声音的江疏离却变了色，转头看向他，目光惊恐。疏雨，别过来！但此时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因为魔头已经发现了江疏雨，狞笑起来。锵锵锵，不过一个 LV37的小修士而已，不好好躲起来，过来送死吗？你们人族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呀！这么个小不点都敢挑衅我们！几个恶魔当先朝着江疏雨冲了过去，大有要把他宰了吃掉的架势。糟了！江疏离心中一沉，立马施展出技能，跳到了半空中。无数道刀锋从那些魔头的周围出现，刺了过去。咻！破空之声不断。就在魔头们震惊的回头看去之时，那些刀刃已经到了眼前。噗！刀刃没入了几个魔头的眼睛之中，瞬间流血不止，化为了道道血柱。这些魔头当即朝着后方退去。这点伤虽然能够让他们重伤，但很快就能恢复如初。可是这一招却让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起来。江疏离朝空中一踏，飞跃到了江疏雨跟前。领头之人立马分析出了局势，跟着江疏离向前冲去，突围掉魔头们的包围。江疏离不惜放出大招，也要拦住那些魔头前进的脚步，用脚趾头都猜得出来江疏雨对他多重要。更何况二人还是姐弟，如果他们要求江疏离退回，根本不可能，还不如跟着一起过去。7个人到了之后，直接把江疏雨包围在了正中央。江疏离又无奈又着急：“疏雨，你怎么来海棠秘境了？不知道这里很危险吗？师尊让我来的，让我好好历练一番。”江疏雨面目诚恳，丝毫没有被坑的感觉。这一群人的领队面色古怪：“
你师尊究竟是让你来历练，还是来送死的？你级别这么低，他也不怕你有来无回。众人的面色也有些尴尬，他们原本的计划就是要进副本中的，而且已经计划好了，江疏离的大招要在副本之中打 BOSS 的时候用。不会，师尊相信我。江疏宇肯定点头，然后看向江疏离，姐姐，你们是要进这个副本吗？对，但是现在距离又远了些，恐怕有些难度了。江疏离面露愁容，看着守在副本入口前的那些魔头，魔头分成了2批，另一批开始包围住了他们。但是他丝毫不介意，弟弟的安危比副本什么的重要太多了。疏离，为今之计，只有先突围朝后退了，改日再找机会进这个副本。领队无奈，只能做出了这个决定。好，江疏离沉声答应下来，不好意思，给各位拖后腿了。我们都是伙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能救下弟弟最重要。江疏离轻笑一声，没有再说什么，而是取出了一个瞬移符箓，交给了江疏宇。疏宇，待会儿如果我们突围不成功，你就触发这个符箓，离开此地。其他人看到这个符箓，瞬间都变了脸色，因为他们每个人的手中只有一个是唯一的保命符。可是他竟然直接拿给了弟弟，岂不是说他要以命换命？疏离，这可是你最后的保命符了！有个女子忍不住惊呼出声。江疏宇听到这话，立马明白了，感情姐姐以为他们是要死在这里啊！他无奈的苦笑一声，将符箓推回了江疏离的手上。姐姐，用不着传送离开，把这些魔头杀了就好了。杀了？哈哈哈！这个人族小修士没说错吧？竟然想杀了我们，可笑，太可笑了！听到这话的魔头们都笑了起来，丝毫不给面子。而江疏离的队友也都面带无奈，这小子也太相信他们了。就在他们想说什么的时候，江疏宇就看向了领队，师兄，劳烦邀请我一下，跟你们组队。组队做什么？那师兄面带不解。江疏宇轻笑一声，当然是怕误伤你们了。那师兄无语凝噎，算了，邀请就邀请吧。他倒是要看看这小子能够用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技能。这边搞定之后，江疏宇就直接施展出了影子纠缠，把所有魔头全都控制在原地，而后召唤出了7个军队出来。魔头瞬间都被傀儡包围了起来，而他们猖狂的笑声却以一种极其诡异又缓慢的速度嘎嘎笑着。有个魔头眉心一跳，突然想到了一个传闻，立马朝着空中飞去，但影子已经拴住了他，他的速度变得极为缓慢，给足了傀儡将他拖下来的时间。这是你们先落在地上的，不怪我呀。江疏宇心中暗笑，将魂火丢给了那个想要跑路的魔头。啊！那个魔头惨叫一声，彻底从半空中落下。鬼灵魔法师们默契地丢出了技能，集火在他身上。影子纠缠也在那一瞬间变成了千仞鬼域。啊！惨叫声不断，那个魔头瞬间含恨而终。砰！爆炸声响过之后，包围住几人的魔头们全都灰飞烟灭，无声息。包括江疏离的7个人顿时说不出话来，除了咽口水的声音落针可闻。他们全都是3大峰的天骄，还都是最顶尖的那一批，此时都瞬间哑了火。那些亡灵傀儡还猖狂地挥着剑，一道道绿光闪过，砍得那些魔头惨叫连连。而且魔法师的技能什么都有，火焰、冰霜、雷电、木刺，简直要什么有什么，不断冲刷着魔头们的肉身。连他们对付这些魔头都这么困难，他却瞬间宰掉了好几头。这个 LV36的小修士竟然这么猛，这个世界怎么了？众人的眼底夹杂着佩服、羡慕、难以道明的情绪，看向了江疏离。为什么这一家子都出怪胎，而且大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架势？可是就连江疏离也一脸震惊，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的弟弟这么强。副本入口前的那几个魔头一头雾水，不明白从哪里钻出了这么多召唤生灵，怎么想都不可能是那个 LV36的小修士召唤出来的吧。就在他们浮想联翩的时候，一道黑影朝着他们飞了过来。砰！这几个魔头当场死翘翘，没有了闲谈的功夫。呼，搞定！江疏宇拍拍手，双手叉腰，笑嘻嘻地看向江疏离，像一个求夸奖的小孩。姐姐，我处理完了，怎么样？疏宇非常厉害，但是可不能骄傲哦。天骄人物最忌讳的就是骄傲自满，这一点得时时刻刻注意，毕竟这也是他的师尊教他的。我记住了，姐姐。江疏宇轻笑一声，姐姐果然没有变化，总是记得谦虚。其他人都纷纷松了一口气，忍不住感慨道：江疏宇，你真厉害。确实，就连我们都很难打过他们，你竟然那么轻松的就解决了。江疏宇笑着微微点头，并没有多说什么。这下江疏离才得了功夫给众人互相介绍。疏宇，这是我们的领队聂哥，这是徐望尘、陈玄之，都是我的师兄师姐，你也喊师兄师姐好了。师兄师姐们好，小师弟好，你是今年才进的玄武圣地吧？是的。死！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那这天赋也太可怕了，成为3大峰弟子也只是早晚的事情。刚才真是多谢了。不用客气，就算是与我无关的人族修士，我也要帮忙的。此言一出，众人暗自点头，年轻，实力强大，不骄不躁，以后又是一个冉冉之星。江疏宇成功获得了这些人的佩服。江疏宇和他们组了队，自然知道了每一个人的信息，加上姐姐有4个传说修士，其他的都是罕见修士，在这一片应该也算实力很强的一队了。也不知道刚刚那些魔头是不是故意的，毕竟姐姐也在刺杀名单里。等等 ，LV61，姐姐，你升级怎么这么快？江疏宇突然委屈起来，这才几天不见，自己都没怎么升级，姐姐竟然一路攀升。江疏离眼唇笑了起来，所以疏宇你也要加油啊。不过姐姐就算等级比你高，实力也不如你，这样想是不是平衡多了？听到这话，江疏宇默默地撅起了小嘴，自我安慰。
现在副本还没有凝聚成型，众人索性在副本入口前坐了下来等待。姐姐，你们非进这个副本不可吗？江疏雨发现他们一行人对这个副本有着近乎死一般的执着。没错，我的师尊告诉我，有鸿蒙剑碑会随着彗星一起降落。江疏离从虚空收纳玉中取出了一个黄铜八卦盘，你看上面的指针一直指着这个副本不动，就说明里面有鸿蒙剑碑的存在。你的师尊还会卜算？江疏离点头，师尊对这一方面感兴趣。上面记载的都是小篆，江疏雨只能看得懂一星半点。江疏雨沉默了一会儿，才道：姐姐，鸿蒙剑碑不是只有一个吗？到时候你们要怎么分？哼！江疏离摇摇头，摸着他的头缓缓道：这个剑碑就是留给我的，师兄师姐们都是陪着我来的。江疏雨一咬唇，姐姐，那接下来的10天你怎么度过？会有不少龙族和魔族来抢。疏雨，你也太操心了，姐姐肯定有方法啊。我的师尊出手了，可以让我2天内就获得剑碑的认可。2天？江疏雨忍不住把星尊和姐姐的师尊拿来对比了。算了算了，比什么比？星尊对自己那么好，可不能胡思乱想。做人要讲义气，到时候我们会被传送到外围，那里就安全多了。闻言，江疏雨彻底放下心来。原本他还想着姐姐会不会需要自己来着。呼呼！一时间，众人周围狂风大作，副本的涡流正在吸纳不少蓝色的空气进去。不仅如此，还绽放出刺眼的光芒，至少可以传出万米之外。这个动静也太大了，估计会有不少人，包括魔族和龙族都会过来。我们还是尽快进去吧。徐望尘走了过来，沉声道。江疏离站起身来，点头答应。好，那我们现在就动身吧。他扭头看向了江疏雨，疏雨，你先离开这里吧，不然待会儿会有很多魔族和龙族过来的。江疏雨笑着点头，乖巧无比。好的，姐姐，你和师兄师姐们先进去吧，你们进去后我就离开。江疏离立马和另外6个人走了进去。江疏雨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后，却没有选择离开，而是走到了副本入口前。立梦境没有难度选择，和其他副本一样，对等级都没有要求，那岂不是有很多人要来？他分析完毕后，眼底战意汹汹。姐，你放心吧，鸿蒙剑碑一定是你的，谁也拿不走。如此，他直接守在了副本入口前，召唤出2个军队，将入口包围起来，守成了2圈。他突然苦笑起来，自己之前还讨厌垄断副本的人，没想到自己在海界中竟然也干出了这种事情，真是对不起了。这个副本涡流还一直散发着金色的光芒，弥漫到空中，十分奇特，立马吸引了不少龙族。龙族一向喜欢收集宝贝，看到金光都兴奋起来，立马朝着这边飞来。没过多久，就有一队龙族修士到了副本入口前。可当他们看到一群诡异的傀儡守在副本前时，顿时觉得毛骨悚然，后背发凉。我怕鬼。怕什么？他们的等级还那么低，就是咱们一尾巴就能甩死一片了。不行，我还是怕，他们阴森森的，要不还是你们自己上吧。你们女孩子就是麻烦。一个龙族走上前来，嘴里念叨着什么法诀，顿时有不少白色流光朝着傀儡们落下。这些白色流光十分巨大，速度缓慢，傀儡们完全有时间躲避开来。江疏雨嘲讽一笑，直接让傀儡们各自闪开，躲开了这些白色流光。哈哈，副本入口这不就出现了吗？这些傀儡真胆小，这样不就能进去了？我们冲吧，再晚点，待会儿就有不少人来了。好，就在这群龙族修士要冲过来之时，江疏雨一个一步就出现在了副本入口前。此路不通，淡然的4个字落在这些龙族修士的耳中，就成了一个笑话。噗哈哈哈哈哈！这个人族小修士说什么？此路不通？笑死爷了，真是绝了 ！LV37的小修士都敢堵我们的门了，兄弟们，咱们杀了他！要打就打，废话这么多干嘛？江疏雨的这句话彻底惹恼了他们，龙族修士们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他娘的，竟敢挑衅我们！咱们上！龙族修士发了狠，近战全都冲了上来，远程修士都丢出了技能，近战修士横冲直撞，打算把江疏雨撞得稀巴烂，胜利在他们的眼中唾手可得。砰！一道巨响过后，江疏雨身上的6段甲只是闪烁了一下，而开头的那个龙族却向后方倒飞了出去。沉默，宛如沉入海中的古老金块般的沉默。后面还在朝着江疏雨冲过去的近战龙族已经呆滞住了。领头的那个龙族是他们之中肉身最强悍的存在，连他都会倒飞出去，那他们岂不是也不能对付了？就在他们这样想的时候，一道影子从地底钻了出来，缠绕在他们的身上。那个倒飞的龙族顺利砸在了他们的身上，让他们疼痛不已。啊，这是你们飞下陆地来自投罗网的，不关我的事哦。江疏雨这样想着，就对准倒飞出去的那个龙族丢出了魂火，再朝着里面的法修不断丢出魂火。只要对面的治疗不到位，领头的近战被牵制，这些龙族就再无反抗之力了。这是他这段时间来杀龙族杀出的宝贵经验。3秒后，龙族中的法修就死了。江疏雨眼疾手快的把千仞鬼域换成了影子纠缠。砰！爆炸的光亮迅速扩散开来，笼罩住了这些龙族。没有了治疗术的支撑，他们只能凭借自己本身的防御来抵抗，可是根本无济于事。1分钟不到，这群龙族全被团灭。亡灵傀儡把他们身上的武装全部都扒了下来，然后拖到了副本入口后方。既然有了尸骸，接下来就好办多了。他索性收起了2支军队，只留下10个傀儡。第2队龙族又飞了过来，还没等他们落地，就看到一个黑影朝着他们飞了过去。砰！这群龙族还没有看清江疏雨的面貌，就被炸得从半空之中掉落下来。为了侦查副本入口的情况，
这些龙族飞得太低了，完全给江疏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短短半个小时过去，已经有不少龙族和魔族被吸引而来，当然，他们的下场都只有一个，变成入口背后的尸骸之一。真伤脑筋，原本还想藏起来的，这下藏不住了。江疏雨苦恼的挠挠头，看着副本入口背后堆成山的龙族和魔族，唯一值得高兴的是，他感觉自己的军衔很快又要升一花了。终于，有人族出现了。江疏雨看向他们的时候，顺手行了个礼：“不好意思，请再等一会儿，现在你们还不能进去。”那几个人族修士瞬间不爽了：“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小修士，做人要讲道理，不能随意霸占副本。”头儿，你看那后面，有个人注意到了副本入口后堆成山的龙族与魔族，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提醒他们的领队。几人这么一看，瞬间不敢吭声了。江疏雨再次缓缓开口：“再等一会儿，你们就可以进去了。你们可以坐在旁边休息。”就在此时，江疏雨的眼角又捕捉到了两团黑影，傀儡立马丢出了2个尸骸，用力地朝空中抛去。砰砰，啪嗒，啪嗒，2声爆炸过后，魔族们和龙族接连不断地落在了地上。傀儡们立马兴奋地跑了过去，把他们的尸骸拖了过来。分工合作，魔族的被直接丢到小山上面，龙族的则是先扒拉了身上的武装后再丢上去。呵，众人都抽了一口气，这也太可怕了！这些召唤生灵干这活干得如此熟练，而且他们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些魔头和龙族都是 LV72左右的。道友，打扰了。几人抱拳行礼后，赶紧朝周围一处灌木丛中走了进去，找地方休息。退开的过程中，他们忍不住讨论起来：这哪里是 LV37所拥有的实力？估计是接近 LV80的大能在这里堵门呢。而且专杀魔头跟龙族，估计是有什么计划。大能做事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们且等着吧。反正他不会伤人族。几人忍不住好奇，他在灌木丛旁边偷偷冒出小眼睛看起来。接下来短短半个小时内，他们不断在倒吸凉气和惊讶之中循环。来的龙族和魔族无意逃脱江疏雨的魔爪，全都荣耀地成为了小山中的一员。倒是有几个在远处观察的队伍，瞧见前方的情形不对，就赶紧飞走了。到了后面，小山越堆越高，根本藏无可藏，江疏雨索性也不藏了。至于人族，江疏雨果然一个都没有杀，全都礼貌劝退了。众人看见他身边的尸山，就算有多少不满，也立马烟消云散。这样的大能哪里是他们能惹的？能留他们一条命就算不错了。于是不少人族全都乖巧地进入了灌木丛中，成为了吃瓜群众的一员。到了后面，江疏雨身上的煞气越来越重，盖都盖不住，令人闻风丧胆。忽然一道金光冲天起，形成了一道金柱。吃瓜群众此时才明白江疏雨为什么要守着副本了，原来里面有鸿蒙剑呗。此时天地之间的异象也逐渐消失，傀儡们立马忙活了起来，把副本入口前的龙族、魔族全都拖到了副本入口背后，堆得远远的。几个呼吸后，江疏离一行人就出现在了副本入口前。几人都谨慎地观察着四周，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影子后，松了一口气。姐姐，江疏雨的声音突然响起，吓了7人一跳。江疏离惊讶地扭过头去，看向侧方：疏雨，你怎么还在这里？不是让你离开吗？这不是想帮你守着吗？江疏雨抿唇，低下头，为了防止别人和自己抢，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江疏离顿觉心中有一股暖流划过，笑着摸摸他的头：谢谢你，疏雨。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副本入口之后的尸山，下次不要这样做了，龙族和魔族很危险的，刚才他们难道没有过来吗？过来了一些。江疏雨点点头，不过全都解决好了。以之前江疏雨的战力来看，20几个魔头都不在话下，如果只是一些的话，江疏离完全不操心。他轻笑起来：那就好，我还怕有很多，到时候你打不过呢。两姐弟在这边聊着天，其他人无事可做，只能四处张望。在听到江疏雨说一些的时候，他们震惊地朝那些尸山看去，再一次看向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江疏雨。他们的头不断左右移动，丝毫没有引起江疏离的注意。江疏雨注意到了，悄无声息地给他们抛了一个闭嘴的眼神，继续和姐姐沟通。疏雨，不要太担心了，我有师尊给的法宝，2天后就安全无恙了。好吧姐姐，那你小心一点，师兄师姐你们保重。江疏雨知道江疏离性子倔强，就算再怎么劝都劝不了的，于是也不再劝。疏雨，注意安全。江师弟保重。另外6人继江疏离之后，面色古怪的抱拳跟他告别，立马触发了瞬移符，前往了外围。我的妈呀，大能就是有气魄，就连鸿蒙剑杯都能让给别人。你没仔细听他们的话吗？那哪是别人，那是大能的亲姐姐吧？就是他们2个人长得那么像，就算不是亲的，肯定也有血缘关系，守门不是很合理吗？有道理，我要是有这么个兄弟姐妹在打副本拿鸿蒙剑杯，我肯定也要守住副本。当然了，如果我的实力够的话。藏在灌木丛中的吃瓜群众窃窃私语起来。江疏雨见他们7人离去后，回头看向了副本，多出了一般级和困难级，没有亚洲级。没有亚洲级对于江疏雨来说就是没有意思，于是他朝灌木丛那边喊了一声：你们可以打副本了。说完，他挥挥衣袖转身离去，不带走一片云彩。江疏雨的身影消失在众人眼前后，他们才敢朝着副本走去。副本周围的魔族和龙族几乎都被江疏雨消灭干净了，就算他们从副本中出来也能很安全。江疏雨继续变成了炼级少年，一路上继续猎杀着妖兽、魔族和龙族。魔窟，尊贵美貌的柳仙大人，黎洛这次办事不力，请您责罚。涂山黎洛颤颤巍巍地跪在地上，懒洋洋斜倚在王座上的正是柳仙。他百无聊赖地玩弄着自己的蛇尾，缓缓开口，音调魅惑：此事不能怪你是本仙没有想到，
那个小修士的实力上涨得如此之快，倒是我交代你的那件事情做到了吗？做到了。涂山离落将头埋得更深了，这就够了。柳仙把蛇尾朝着虚空一点，一团魔火凭空出现，里面有一个人影闪烁。柳仙大人，那一边的声音冷淡而恭敬。古力米热，你去一趟海棠秘境，跟着小狐狸留下来的印记找到江疏雨，把他带到本仙面前。是。魔火瞬间消失在了整座宫殿之中。古力米热话不多，是只玉面狐化的魔，不仅相貌极美，实力也特别可怕，是柳仙麾下的得力干将。涂山离落纠结着，忐忑开口：“柳仙大人，您让古力米热大人去对付江疏雨，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听到这话，柳仙的蛇尾将涂山离落卷了起来，晃晃悠悠地拉到自己面前。柳仙大人，是属下说错话了，以后再也不敢了。涂山离落惊恐地看向柳仙，知道自己触犯了他的忌讳，瑟瑟发抖。哼，知道就好，本仙做的决定还不容他人智慧。柳仙的语气越来越重，蛇尾忽然一个用力，涂山离落立马变回了白狐原形，被抛出了殿外。整个宫殿顿时寂静无比，只有蛇尾懒洋洋的在空中划过的呼啦声，扑通。而殿外的涂山离落则倒飞出了数千米，才摔落在地。宫殿周围的魔头哪里不知道这是柳仙大人生气了，立马都收起了尾巴或者自己身上的魔气，悄声转移他们活动的地方，看向被打回原形的涂山离落，眼底充满同情。海界，江疏雨继续漫无目的的在海界之中游荡着，整个人都快麻木了。都大半个月了，海龙宫到底在哪？这些日子他所过之处祥和一片，除了人族，不管是什么种族，遇到他以后都会体验一次死亡加全身炸裂大死报复。突然他精神一振，向后退了半步，再向前进半步，如此来回2、3次后，他才确定自己进入了内环区域。内环之中的风景充斥着更加深的蓝色，宛如一片深海，还不时有流光落下。江疏雨这才确定这里才是内环和中环的准确分界线，中间还有一道无形的结界隔离开2个区域。内环之中的妖兽数目更多更密集，最后江疏雨还是踏入了内环之中。力，双脚才站稳，一道鹤力传来，一个纤长的身影直接撞在了江疏雨的身上，6段甲闪烁暗芒，将所有伤害都抵挡回去。江疏雨挑起眉来，可以啊，这妖兽感觉可以跟胡狼打了。这样想着，他丢出了探测术。LV74疾风鹤总体属性已经到达了24万，比胡狼还要高上许多，也完全碾压亡灵傀儡。幸好他有一群。此时疾风鹤发现不能一头撞死江疏雨之后，又回到了天空之中，不断盘旋高升，等待下一次俯冲。距离越远，俯冲的威力就越大，但如果中途刹车，所受到的压迫感就越强。物理好一点的都能判断出来。所以就在他俯冲的时候，江疏雨出其不意地丢出了影子纠缠，凭借着惯性将他拉扯下来。没想到疾风鹤的反应还挺快，刚被影子往下拽了几十米后，就扑棱着翅膀朝着天上飞去。江疏雨手指朝着他的方向轻点，魂火在疾风鹤的眼前划过之时，影子纠缠也换成了千仞鬼域。力，凄惨的鹤唳声逐渐下坠到地面上。啪！有4层楼高的疾风鹤无力地趴在地上，双翅死死地抱住自己小小的脑袋，2条瘦小的腿不断挣扎着。一支黄泉军队的技能都朝着他落了下来，数百道剑芒带出一大片血花。力，肉身和灵魂双重的打压让疾风鹤痛不欲生，他的眼尾泛红，身上突然爆发出一团龙卷风。疾风鹤顾名思义有疾风般的速度，他也可以用疾风技能来逃命，到了我手里还想逃？江疏雨果断把千仞鬼域换成了影子纠缠，才准备飞起的疾风鹤就这样被泼了一头冷水，现实如同当头一棒，把他打回了尘埃。200多个傀儡直接抓住了他的翅膀，将他彻底拽了下来。魂火和千仞鬼域交织，片刻之后，击杀 LV74疾风鹤，经验加1480000，获得海界流光。海界流光可以作为素材，作为增强武装的辅助材料，也是江疏雨第一次在海界打普通妖兽掉落出材料。他正准备让傀儡们把疾风鹤的尸骸拖着走，就突然看到疾风鹤竟然化为了虚无缥缈的流光，朝着海界天空飞去。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使用枯骨烂闸呀？江疏雨瞳孔地震，赶紧安慰自己，也许只有疾风鹤是这样的，其他妖兽跟他不一样。一道光柱从天而降，他又升级了。这段时间来，他的经验疯狂增长，达到了 LV40，黄泉元帅也增加到了13个。江疏雨朝着前方继续走去，又杀掉了好几次妖兽，终于确认了这些妖兽都会化为流光，就算是他遇到的魔头宰了之后，同样也会化为流光，似乎在为这片区域提供什么能量。不仅如此，内环区域的妖兽都会主动攻击，有时还会带上一堆小弟来群殴他，结果被反群殴。而他也终于清楚了，从天空之上落下来的流光会变成妖兽，有时候是一只，有时候是一群。这不，他才遇到一群狮子，这群狮子就把他的傀儡解决了好几个。狮王 LV75 总数据达到26万，狮群 LV73 总数据达到22万，他们进退有序，竟然还能排兵布阵，实力强的一批，让江疏雨不禁觉得头疼。他原本还想去看看没有人杀过的妖兽是什么样的，结果他已经来这里好几天了，才走了几十公里。内环区域大得不可思议，密集的妖兽身上都发出强悍的气息，实力强大。过了几天，他又到一群狼，这些狼厉害得很，拥有范围性技能。一场战斗下来，江疏雨就损失了将近100个亡灵傀儡，就像鼓鼓囊囊的大钱包突然扁了一小层，让人心疼。算了算了，以后不招惹这些群居动物就是了。
有了经验之后，一看到群居的，他就立马更换方向。可是怕什么来什么，越往里走，妖兽几乎都是群居的，就连飞行的群居妖兽也开始打起了他的主意。这不，一群大雁就盯准了他。一场不算辛苦的战斗下来之后，他就损失了大半个黄泉军队。不行，必须停下来入定了，把之前的亏空补起来。这里的妖兽实力都太强了，他的召唤生灵很吃亏。这样下去，不仅进度缓慢，也浪费时间。花了一点时间把傀儡与魔法师补齐之后，他才站起身来，就有一群牦牛朝着他冲了过来。LV74红土牦牛总体数据24万，依旧比亡灵傀儡高好几万，但相比之前遇到的都要弱上一些。可江疏雨并没有轻视他们，在内环区域轻视这里的妖兽，就是在羞辱自己。嘣嘣嘣，牦牛朝着傀儡们冲来，直接把他们撞开，但脚步依旧不停，把魔法师撞开以后，又朝着后方冲去。江疏雨惊呆了，这些牦牛不是要跟他打架的吗？难道只是因为要过路而已？不对，他们该不会是要逃命吧？江疏雨的脑海中警铃大作，一个巨大的影子从他的身后出来，遮挡住了他。咕噜，他吞咽着唾沫，回头看去。LV76海界玄武，王级妖兽，总属性达到60万，而且 AD 和 AP 减伤都是70%，打不过还可以把头缩回去。江疏雨一阵头疼，如果这是在内环区域外遇到的妖兽，他一定敞开双手欢迎。但是他这些日子打普通妖兽都够呛了，更何况王级妖兽。虽然这一场战斗下来，傀儡和魔法师肯定会损失，但他也不是轻易退缩的人。所有黄泉元帅他都放了出来，挡在了他面前。元帅们出现的第一秒就是为大家进行增幅，增幅很快完毕，1700多个魔法师立马散开，变成了大圈圈包围住海界玄武，防止被撞开。玄武横冲直撞，把挡在前方的傀儡撞散开。这还仅仅是单纯的肉身力量，就算傀儡们增幅达到了满状态，肉身防御也不过才5万多而已，根本无法碾压玄武，差距太大了。傀儡们根据指示分别散开，躲避了玄武的冲撞，抓住机会分别从他的蛇尾、蛇头和龟腿上爬了上去。江疏雨甩出千仞鬼域，笼罩住了玄武。3000多个傀儡准备完毕，同时释放雷霆万钧。嘶！玄武的蛇信吐出，嘶鸣起来，突然蹦得老高。就在江疏雨疑惑之间，他就开始往下坠。这技能无法吐槽。他突然感觉召唤生灵们要体验蹦蹦床了。砰！巨大的玄武落下，地面裂开，他身上的傀儡们有一部分摔落在地，魔法师们全被震飞。还不等他们落地之时，元帅已经施展了全体治疗，而江疏雨身上的6段甲则抵挡了这个冲击波。江疏雨蹙眉，啧了一声，用出了生机枯玉和魂火。生机枯玉现在 LV10，增幅后每秒可以对玄武造成4000 AP 伤害，被减伤后落在玄武身上不过1200而已。不过生机枯玉有延迟伤害作用，至少能够持续400秒，他想恢复难上加难。巨大的玄武身上，从蛇头到蛇尾都被一抹绿覆盖，魂火落入了他的灵魂之中，让玄武不得不颤抖起来。江疏雨突然感觉身上发毛，玄武看了过来，恼怒地盯着他。如果不是这个人族，他想解决这些傀儡还不是分分钟的事。看来要先把这个人族解决了。他再次跃向了天空，又从高处朝着江疏雨下落。江疏雨脸一黑，赶紧朝着其他方向躲避。砰！地面塌陷裂开，玄武的身体刚好和他擦身而过，他差点就要被踩成肉泥了。冲击波荡漾开来，6段甲不断闪烁暗芒，突然啪一声裂开了。饶是有了6段甲的抵挡，江疏雨也被这强力的冲击波打得倒飞出去。江疏雨倒飞的时刻，赶紧给自己补了一套6段甲。这个攻击也太恐怖了，也难怪亡灵傀儡抵挡不住，纷纷受重伤，没有当场挂掉已经是千幸万幸了。他才这样想着，一条巨大的蛇尾就朝他扫了过来，打在了他的腰上。6段甲再次拦住了这个攻击，将蛇尾反弹回去，可是巨大的震动还是让它破碎开来。江疏雨心中震颤，补上了6段甲后，就朝玄武丢出了一团魂火。嘶！玄武气愤极了，又一次用力的把蛇尾甩了过来，速度还越来越快。江疏雨就在不断丢出魂火和套上6段甲之间徘徊。海界玄武现在的眼中只剩下了江疏雨，仿佛整个天地都不存在了，就连那些傀儡和魔法师都不过是蹦跶的蚂蚱而已。傀儡们在这个档口都爬到了他的身上，一件一件的砍下。虽然他们的伤害对玄武来说不高，但水滴石穿。江疏雨非常有耐心，当肉盾就当肉盾吧，只要能磨死这只玄武就行，多花点时间而已。他收敛了心神，全神贯注地应付着玄武的攻击。这个玄武可比柳神强大多了，他不得不谨慎对待。他突然明白，那只没有被人杀过的妖兽不是没有人想杀，而是真的打不过，恐怕能捡回一条命都算幸运的。毕竟在内环生存的小组至少都要 LV72，装备和技能还都要学得差不多的才行，这还是最低配置。在内环区域里，动不动被这些王级妖兽覆灭，实在太平常了。他自嘲地笑了起来，看来自己的实力还是差太多了。想凭他现在的实力走到那个最强妖兽前，也许都是天方夜谭。樱木刃他也试过了，可是玄武的乌龟壳就像铁打的一样，感觉根本造不成什么伤害。几分钟来，他的精神力迅速下降，又缓慢爬升。是的，在100多倍的恢复速度下，精神力的上涨都缓慢起来，足以说明他的精神力消耗有多快。但是玄武同样也不怎么好受，因为他坚硬的龟壳已经被打破了。趁他病要他命，这是击杀妖兽的准则之一。傀儡们果断地朝着龟壳下的肉砍下，鬼灵魔法师的技能也落了上去。玄武终于恼怒了，一尾巴把背上的傀儡全都扫了下去。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傀儡们很快又爬了上去，继续挥剑砍起来。江疏雨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使用强化技能了。
他额头上的5字浮现出来，一道道金线落到了傀儡和魔法师的身上，他们突然跟吃了兴奋剂似的，疯狂地施展着技能。此时，傀儡的攻击属性已经远远高于玄武。雷霆万钧，绿色的光芒绽放开来，叮当声和破肉声间隔着响起，红色的鲜血若黄泉中的曼珠沙花绽放开来，化为流光融入了虚空。终于释放出大招了！大招放出后，玄武瞬间就倒在了地上，奄奄一息。这个增幅效果太强了，出乎江疏雨的意料，这样就能顺利把他宰了。话音刚落，玄武的4肢全都缩到了龟壳里，一动不动，大有要冬眠的架势。嗡！一个嗡鸣声过后，他的身上出现了一个结界，笼罩住了他。然后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绿色光点落在了结界之上，迅速恢复着他的伤势。就算现在开着强化技能，傀儡和魔法师们也无法伤他分毫。这个结界呈半球形，江疏雨就算想让傀儡把他翻过来都没法翻，这怎么打？江疏雨都快气笑了。眼看着玄武的伤势恢复迅速，气息逐渐攀升起来，江疏雨念头通达，知道自己今天杀不了他了，最终只能下令撤退。打一次都要浪费这么多时间，而且他每次都能恢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磨死，时间宝贵，跟他耗不起。但他已经想清楚了，下次再来宰这个玄武。他朝着来时的路走了回去，现在他实力不济，再继续深入的话，恐怕会把小命丢在这里。最重要的还是练级练级再练级。江疏雨离开了好几分钟后，玄武才恢复到巅峰状态。玄武把头伸了出来，哪里还有江疏雨的影子？他将头朝天空升起，蛇尾打在了地面上，啪嗒作响，大地颤抖，似乎在宣告别让我逮到你，人族小修士。就在蛇头伸向天空之时，玄武的双眼捕捉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好啊，原来你在这里！玄武的双眼都要喷出火来，发出一声嘶鸣，快步朝着江疏雨跑去。周围的妖兽感受到这恐怖的威压，纷纷逃离此地，就怕触怒了玄武。一道充满威压的利鸣传遍了周遭的天空，一道巨大的黑影突然覆盖下来，似乎进入了黑夜。还在奔跑着的玄武突然被一个爪子抓了起来，眨眼间直冲云霄。玄武的声音突然从愤怒转变为了惊惧交加，瑟瑟发抖。江疏雨远远的就看见了这个场景，心中骇然。但更让他觉得恐怖的是，没过多久，就有一个巨大的龟壳从天而降，落到了他眼前。龟壳已经变得空空荡荡，整个龟甲之上还被利物抓破，惨绝人寰。兔死狐悲，他心头突然涌起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防御这么坚硬的玄武都被一口吃掉了，如果不是因为他渺小的话，恐怕那天空之上的恐怖妖兽也会把他当成食物。刚才那个厉声在苍穹之上响彻时，就连空气都要抖3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江疏雨实在太好奇了。乌龟壳逐渐化为流光散去，最终还在原地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盾，竟然还能掉装备，那他岂不是捡了一个大便宜？古人云福祸相依，诚不欺我。江疏雨欣喜地跑上前，就看到这个盾是蓝级武装，不过只有盾时才能用，竟然还能瞬间恢复所有伤势，立即重置所有技能的冷却时间，太开挂了。估计有好多子阶神话武装都没有这个强，这不是武装，是一条命啊！江疏雨羡慕的都快哭了。如果是他能用的武装就好了，加成的属性不多，但是附带技能好用啊！嗡嗡，大地轻微颤抖起来，原本被龟壳砸死处的大坑，没过多久就恢复如初，平整的像寂静的湖水。内环区域结界处，一个 LV72 的女领队带领着平均等级为 LV70 的19位女修站在结界之外，她们几乎涵盖了必备的所有修炼之道，而且她们衣服上的花纹都是烟雨楼的标志，身上全都是顶级的轻级武装。其中有一个女修杜若特别吸引人注目，她肩膀上扛着一个超级大勺，看起来十分有分量。但这就是她的武器，因为她的修炼之道是美食家，既不是术修，也不是法修，更不是凡修，但偏偏就属于传说修士。这得益于她修炼之道的特殊之处，她施展技能后可以让妖兽额外掉落东西，至少也要把原本应该掉落的战利品翻上一番，所以也是不少人喜欢组队的对象。七云姐，咱们真的要进去吗？杜若犹犹豫豫地开口道，听说里面很危险。领头的李七云抿唇一笑，难道你不敢进去？当然敢，有七云姐带着，我们能有什么危险？杜若一咬牙，握起了一只拳头。呵，李七云眉宇目笑，你个小滑头，竟会说些好听的。以咱们20人的实力，只要不去招惹级别特别高的妖兽，还不是手到擒来？想要处理几个 LV75 的妖兽，也不是不可以。就算遇上了 LV72 的王级妖兽，我们也有把握抗衡。大家别忘了，我们可是杀过 LV66 的王级妖兽的，比许多队伍都还要强。闻言，众女纷纷点头附和起来。对，七云姐说的没错，我们可不能未战先退啊！相信自己，这才对嘛！李七云叉着腰，信心满满的把剑直指苍穹。我们走！一群女修忐忑不安地踏入了结界之中，却惊讶地瞪大了双眼。七云姐，这里怎么跟传闻中的不一样？对啊，不是说有很多妖兽的吗？难道传闻是假的？众女眼前空荡荡一片，压根不像传闻中所说的到处都是妖兽，让他们不禁怀疑起传闻的真实性来。传闻应该不是假的，咱们再深入看看。好，众女应声后继续朝着前方走去，越走越让人怀疑人生。李七云也不坚定起来，难道外围就是没有妖兽存在的？江疏雨在赶回结界的路上边走边打，一个妖兽都没有放过，有不少妖兽还没有刷新出来。他准备离开内环区域后绕着结界走，也许结界周围会有海龙宫的存在，毕竟海龙宫是随机出现的，位置时间都不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越靠近内环区域就越有可能。魔族和龙族也在找海龙宫，据师尊透露，
每一次海龙宫出现时，都会有一场3族大战，只要找到了，就可以重复进去，没有次数限制。忽然，一群人影出现在他附近，他立马警惕起来。待看清都是人族时，才稍稍松了一口气。这群女修看到江疏雨的时候，表情古怪：“我们看花眼了吧？怎么才 LV40？ 这个小修士是怎么想的？我们一定是在做梦，实在不然就是他不小心被传送进来了。”江疏雨很快就走到了他们面前，注意到他们身上烟雨楼的标志后，善意的提醒了一句：“里面很危险，别再走了。”他说完这句话后，就直接擦身而过，从众女身边离开。但是这句善意的提醒落在众女的耳朵里，更像是威胁和瞧不起。李奇云瞬间脸色不好看了起来，轻声斥责：“什么人啊？自己打不过就算了，还看不起别人。”以往他遇到这种小修士，都会恭恭敬敬地喊他一声前辈，哪有这样说话的？杜若伸出手来，搭在了他的胳膊上：“七云姐，你别生气。江疏雨在修士大会上把第3级段的头筹全部包揽的人，还打破了天骄战的最高纪录，也许说的是真的。”李奇云突然想了起来，难怪他才会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眼熟，原来是玄武大陆的风云人物。当时他还不满 LV36 就能一个人打爆 LV60的7人队，那个队伍就算是他们对付起来都有一点棘手，竟然这么快就到 LV40了，升级速度真是恐怖。李奇云突然意识到了，他现在的实力估计跟他们差不多，不会乱说话，而且他还是从里面朝外面走出来的，也许已经从里面体验过了妖兽的难度。于是他放弃了继续深入的想法，我们在外围走吧。都进来了，他还是不想轻易放弃那环区域，至少要见见这里面的妖兽是什么模样的。踏出结界之后，江疏雨终于松了一口气，这里才是我的世界啊！也不知道姐姐现在怎么样了。江疏雨突然顿住了，自嘲的轻笑一声，那种能够卜算到鸿蒙剑碑具体位置的存在，又怎么可能让他的乖徒儿陷入险境呢？咻，蹦，一个信号弹升上空中炸开，江疏雨拔腿就朝着那个方向赶去，重新踏入了内环区域。有人族被围攻了吗？他压根就没有考虑过危险不危险，也没有想过这是不是魔头和龙族的骗局。毕竟信号弹已经被人族的凡修和某些特殊术修改良过了，只有人族才能使用。亡灵傀儡们全都召唤了出来，站在前方，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再加上周围的妖兽都被他清理干净了，所以赶路的速度极快。咻，蹦，又是一枚信号弹在天空上炸起。江疏雨忍不住低骂一声蠢货。这里的王级妖兽那么多，一直发信号弹是想引起他们的注意，把自己投射给他们吗？他才骂完，又是一枚信号弹炸开。还有几分钟他就到了，这些人是要干什么？他再次加快了速度，那天空之上未知的妖兽实在让他心有余悸，不敢在内环区域放肆。咻咻，信号弹接连不断的继续炸起，江疏雨甚至都产生了一种想法，这帮蠢货还是不要救了，谁爱救谁救吧。但这个念头也只是想想而已，对人族同胞见死不救的事情他还真的做不出来。信号弹源头，20个人里有8个是法修，专门增加辅助状态和治疗，按道理有3、4个就够了。不过如果他们不是因为法修多的话，早就被眼前的这群壮实的牦牛给撞死了。50个 LV72 的牦牛群根本不是这群人所能抵挡的。李奇云此时后悔不已，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倒霉，而且这里还是内环区域的边缘，按道理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了。姐妹们，我们一定要撑住，很快就会有人来救我们了。信号弹发射了这么多，一定有人看见了。他大声喝着，力图为大家打气，把所有脆皮都保护在了中间。很快江疏雨就到达了信号弹发射的地点，这么一看，他终于知道是谁了。其中一个站在外围扛着大勺的女修更是刷新了他的世界观，他的勺子还在空间之中不断挖着，有不少流光从牦牛中落入了他身上，似乎在释放什么技能。而偏偏这些牦牛最讨厌的就是那个未知技能了，纷纷朝他攻击，还有不少法修在为他治疗。江疏雨摇摇头，开启了军队模式，邀请这些人加入。烟雨楼的20个女子瞬间松了一口气，喜笑颜开，太好了，救兵来了。可是在他们看到军队将领的信息元帅 LV40 江疏雨鬼修后，表情瞬间僵住了。原来只来了一个人，等级还不如他们高。就在众女失望的时候，嘎吱嘎吱声响起，数千道身影出现在了牦牛群的外边，将他们反包围起来。哞！红土牦牛的惨叫声在外面此起彼伏，让众女听得心惊胆战，流光不断的钻入天空之中。天哪，这击杀妖兽的效率也太高了吧！没想到 LV40 就有这般实力了，以后他该有多恐怖啊！而且那些挥剑的召唤生灵看起来好可爱啊！幸好这是我们人族的天骄，若是其他种族的，恐怕……众女突然沉默下去。牦牛群调转了方向，转而攻击亡灵傀儡们，让他们松了一口气。就连李奇云施展了技能，想要吸引这些牦牛的火力都无可奈何。没过几分钟，这些牦牛群就被宰了个一干二净，周围变得空空荡荡起来。击杀 LV72 红土牦牛，经验加68570，获得海界流光星号2，大勺翻倍奖励。江疏雨这才想起来，原来那个扛着大勺的女修就是美食家。我们终于得救了，这一下就不会有危险了。太棒了！李奇云直接朝江疏雨走了过去，感谢道：“多谢道友出手相助。”江疏雨无所谓的摆摆手：“不用客气，你们赶紧离开这里吧，这里实在太危险了，你们不适合待在中心区域。”闻言，李奇云不明所以的环顾四周，这里已经没妖兽了，我们待会儿会小心一些的，不用担心。江疏雨皱起眉头，要不是因为他们是烟雨楼的人，他真不想跟他们废话。又是那个声音，江疏雨心头一跳，大喊一声快跑后就朝着结界外的方向冲。那个声音一阵又一阵，
就连天空之中的蓝色流光都明显产生了波动的痕迹。李七云一群人不明所以，但还是赶紧跟上，一边跑一边询问缘由。那个东西很有可能是黄级妖兽，具体我不清楚，但我亲眼看见过它吃掉另一只王级妖兽。听到这话，众女的脚步不由得加快了许多。但是江疏雨的等级跟他们差太多了，渐渐的就落到了最后方。烟雨楼众女不得不放缓了脚步等待他。几千个亡灵傀儡和鬼灵魔法师牢牢地把这21个人包围在中央。一个女修回头看去，惊呼一声：“这鸟好大，好多头！”江疏雨无语凝噎，现在逃命要紧，管他什么鸟不鸟的。等等，好多头！江疏雨的脑海中突然浮现了一个神话之中才存在的鸟，脑袋僵硬地转了过去。那鸟浑身漆黑，腹部颜色如孔雀，凤头凤尾，有9个脑袋。江疏雨满头黑线，还真的是鬼车。外国人研究我们华夏历史，怎么又出了 bug？ 鬼车的轿车明明像车轱辘好吗？搞个阴历是什么情况？突然，他的眼前再次出现了玄武被鬼车吃掉的画面，心头毛毛的。他们身后已经变得一片漆黑，鬼车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尤其是2双翅膀遮天蔽日，估计有1公里长了。那鬼车的眼眸之中有金光闪过，更让江疏雨心头发毛。这鬼车恐怕还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咻！2双大翅膀朝着地面俯冲的破空声响起，亡灵傀儡们瞬间朝着他靠拢。都靠近我！他着急的大喊一声，李七云等人立马动了，跟着亡灵傀儡的脚步朝着里面靠拢。这只妖兽太恐怖了，他不敢用6段甲去抵挡，更不敢随意施展技能，免得这只妖兽记恨上他。鬼灵魔法师们按部就班，朝着天空丢出技能，一时间天空绚烂无比，像是放了许多个烟花。杜若好奇地看向江疏雨，这核心区域这么大，那妖兽是怎么找到我们的？说到这个，江疏雨里都不想理他们，冷哼一声，信号弹。李七云等人顿时尴尬不已，原来是我们把他引来的呀。江疏雨心中腹诽，白痴，这一点常识都没有，怎么在海界混的？能够顺利历练到这个级别，还真是不容易。一道火焰落下，便在一方的鬼灵魔法师和亡灵傀儡中间炸开，几百个瞬间重伤。黄泉元帅的治疗术才施展了一半，就被下一道火焰打中，一批军队直接消失。他的爪子随便一捞，就把10几20个亡灵傀儡塞到了会里，才嚼了2下，就十分嫌弃的呸呸把他们吐了出来，那模样十分人性化。这才几秒，江疏雨就已经损失了好几百个傀儡。天啊，好心疼啊！江疏雨真想揪着自己的小心脏，但不行，现在逃跑要紧。江疏雨狠下心来，在鬼车再次往天空之上盘旋之时，偷偷丢出探测术。LV80海灵鬼车总属性达到了80万，比玄武高出太多，而且他的技能个个都变态不已，一个火雨，一个火球，看起来简单，却能持续伤害。而且他的会能够无视所有防御，放心吃东西。刚才鬼车丢的那些火球并不像技能，准确来说更像平 A， 连平 A 都扛不住，更别说扛下对方的技能了。他脚步不停，继续朝着结界狂奔。这个妖兽也太恐怖了吧，属性比3阶修士还高。李七云边跑边吐槽，殊不知这句话倒是让江疏雨更想吐槽他。妖兽的数据本来就比人族高，完全没有可比性，更何况王级妖兽。鬼车再一次盘旋俯冲下来，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火球。杜若还吃瓜似的问道：“江疏雨，你能不能杀掉这个妖兽？”江疏雨毫不客气地白了他一眼，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走到这里的。我要是打得过，还用跑吗？杜若丝毫没有感觉到江疏雨在说他的脑子不好使，还笑嘻嘻道：“对哦，又有一批傀儡没了。”江疏雨心疼地继续跑着，明明10分钟的路程，此时却万里迢迢。小命比傀儡重要，没了还可以再召唤，人没了。他不敢确定复活之后的自己是怎么样的，但肯定实力会变弱许多，他可不想白费功夫。再次吃了10几个傀儡，呸呸吐掉之后，鬼车又回到了上空，再次俯冲下来。如此3次之后，江疏雨已经损失了3个军队，但还是没跑出去。力！鬼车第3次回到空中之后，长鸣了好几声，就是不下来。江疏雨差点以为他要放弃的时候，他突然有一个毛骨悚然的感觉从背后升起，完蛋了！他大喊一声：“别跟过来，快跑出去！”就调转了方向。鬼车自然也放弃了追击其他人，跟他一起离开。李七云等人都懵了，这是什么情况？眼看鬼车和江疏雨逐渐远去，他才突然明白什么。姐妹们，我们一定要跑出去，不能让江道友白白牺牲。20个女子眼底氤氲，咬着牙朝着结界跑去。江疏雨要是知道他们的想法，一定会翻个白眼。他只是觉得人都救了，总不能死掉，不然他岂不是白来一趟？黄泉军队他全都收了起来。现在鬼车已经盯上了他，不需要傀儡们吸引火力，而且他总觉得自己应该没那么容易死。他始终坚信绝处逢生，柳暗花明又一村。江疏雨的脚步正朝着内环正中心进发，途中遇到了一个妖兽，在感受到鬼车的气息时，立马落荒而逃。但鬼车距离地面这么近，他根本逃不了。几个火球落下后，那个妖兽立马化成了数道流光，而江疏雨身上的6段甲也破碎开来。但是火球的余波不停，这一下竟然损失了我30几个傀儡。他赶紧补上了6段甲，但是身上的那团火焰还在燃烧。砰！6段甲炸开后，江疏雨迅速补上，防止傀儡们消失。可是鬼车的爪子已落在了他身上，江疏雨直接飞到了天空中。爪子的力道越来越重，江疏雨的芥子空间中瞬间消失了几10个傀儡。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江疏雨眼底也冒起了火，这鬼车也太得寸进尺了，真当他不敢还手是不是？他立马丢出了千仞鬼域，
浅紫色的雾气萦绕在了鬼车周围。江疏雨见状，立马丢出了魂火。鬼车灵魂深处一疼，忍不住松开了爪子。片刻过后，他被惹恼了，到嘴的食物竟然敢反抗。江疏雨落地后，直接摔爆了一套6段甲，可他没有在意这些小细节，立马翻身而起，继续朝结界跑去。到时候鬼车肯定不能出来，拿他无可奈何。呼！伴随着火焰灼热的声音，又有一团乌黑色的火球落下。鬼车施展了技能，蹦蹦，火球炸开之后，竟然升起了一团团蘑菇云。江疏雨表情古怪极了，你这是火球还是 UN 子弹？还在边缘处逃命的李七云等人都看到了这一幕，心中默哀起来。道友，走好，这次是我们对不起江道友，回去一定要多给他烧些纸钱。江道友，谢谢你。你呀，臭鬼车，你给我等着！江疏雨气急了，却又无可奈何，因为他现在根本打不过鬼车。倒是他空间中的召唤生灵一个接一个消失，对他而言，这就是死亡啊！江疏雨现在能做的事情只有使劲跑，不断换6段甲。眼看结界尽了，江疏雨的眼底露出一抹喜色。鬼车此时恼怒不已，直接降落到了地上，挡在了江疏雨面前。一个小修士而已，到现在都处理不掉，他还算什么凶鸟？就在江疏雨心里屁的时候，一个更为强悍的气息从他的身后扑来。一人一鸟抬头看去，就瞧见了一团黑雾，至少也是大魔头。江疏雨哪里还意识不到自己是被跟踪了？不然怎么会这要巧？偏偏来了个魔头，对方会是来救自己的吗？不，他压根没想过，顶多把眼前的鬼车处理掉后再解决他。前后夹击，江疏雨整个透心凉。哥，真是让本魔好找，原来你躲到这里了。跟我走吧，姐姐，我会好好疼爱你的。这个声音充满了魅惑，但被6段甲挡住了。江疏雨面色如常，我拒绝。古力米热的脸瞬间变得阴沉起来，竟然连他的媚术都不中，那怎么带回去？柳仙大人已经吩咐过了，要活的。江疏雨已经丢出了探测术，但除了知道古力米热这4个字以外，什么信息都没有获得。哦，这可由不得你了。古力米热的语气逐渐阴狠，说着魔气就要涌向他，结果江疏雨立马扭头朝着结界跑去。奇怪，鬼车怎么没有追上来？那个魔头也没有。江疏雨疑惑地回头望去，就看到鬼车与古力米热对视着。一个小小的海界王级妖兽而已，也敢拦本魔？赶紧滚开，否则杀了你！古力米热皱着眉头，烟雨冰冷。谁知那鬼车寸步不让，还扑扇着翅膀，9个脑袋朝着他厉喝一声。一团团黑色的火球凭空出现，落了下来。古力米热身影飞速地在这些黑色火球之间穿梭，片叶不沾身。见状，鬼车羞恼地丢出了一片火雨，到处乱砸。但古力米热面露不屑，一道魔气涌出，将他包围在里面，直接吞噬了火雨的攻击。但是魔气铸成的护盾很快就缩减下来，体积逐渐变小。古力米热神色一凝，开始正视起这个鬼车来。这个妖兽不是什么简单角色，鬼车才不管这么多，继续朝他攻击。一人一鸟的僵持换成了一模一鸟的对战，江疏雨瞬间就被吸引住了。这也算是精彩的大战，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得好好观摩一番。这样想着，他索性找到了一个刚才的火雨砸出的大坑，躺了下来。现在天空上的大战，在他眼里就是5D 电影，得找个舒服的姿势。也不知道怎么了，鬼车好像跟古力米热有仇，打得不可开交。天空之上黑红交加，古力米热都有点累了。他不明白自己什么时候跟这个鬼车有仇，攻击竟然这么疯狂，但他又不能总是出手，否则会很快被海界排斥出去的。这个古力米热在干什么？怎么老是不还手？难不成他是从唐界来的？也只有这个可能了，不然他怎么会有这般顾忌？古力米热好几次看到下方看热闹的江疏雨，都恨铁不成钢的向下俯冲，想直接把他抓走。可是鬼车偏偏跟他杠上了，一直拦住他，而且速度还不比他差。有鬼车挡着，江疏雨越发觉得自己的决定没有错。如果他跑的话，说不准古力米热还会想方设法摆脱开鬼车的纠缠来抓他。玉面狐古力米热越来越急躁了，他在海界待的时间本来就不多，被鬼车这么一纠缠，时间又缩短了不少。他的眼底闪过一抹幽光，做了决定。不行，必须用那招了。古力米热将玉面狐独有的玉面舞跳了一小段，空气之中弥漫着粉色，鬼车立马被诱惑住了，迷茫地扇着翅膀。而在坑里躺着的江疏雨也被这舞给吸引住了。嘣！6段甲破碎，他立马反应过来。我的天啊，这也太险了！他心有余悸地拍着胸口，不敢再小觑大魔头的实力。他的脑海清醒无比，立马召唤出了所有亡灵傀儡，把他躺的这个坑给填得严严实实的。果然，古力米热已经朝他冲了下来。这段舞顶多为他争取几个呼吸的时间。看到坑里是密密麻麻的傀儡后，他差点都要气笑了。既然如此，带不了活的，死的似乎也可以。他身上的魔气蔓延开，气息急速攀升，大魔头的实力显露无遗。轰！大坑中的傀儡立马被炸飞了好几十只。古力米热手下的速度越来越快，再不快点，他就要被海界排斥出去了。终于，他看见了江疏雨，勾唇一笑。这下看你怎么逃！就在他伸出手的时候，突然眼前一黑，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黄泉元帅。古力米热恼怒的想要挥手把他扇飞，却根本不能一掌拍开。他眼底愠怒，大喝一声：“滚！”黄泉元帅以及身后叠罗汉的其他元帅都被这道音波震开，眼前终于又有江疏雨的身影了。古力米热心中一喜，却突然被紫色的雾气笼罩住，眼底划过一道蓝光。江疏雨早就猜到了元帅们抵挡不住这个疯狂魔头的攻击，只是为了出其不意的丢出千仞鬼域和魂火而已，让他们当个挡箭牌。啊！
古力米热顿时惨叫一声，甚至在这片土地上响起了回音。这种灵魂深处的疼痛，他根本没有办法承受。就在古力米热被魂火折磨的期间，江疏雨抓住机会向后退去。继魂火之后，江疏雨迅速使用了樱木刃，1000多个飞刃全都朝着他的心脏后背处捅去。可是大魔头的级别太高了，防御本身就强悍，就算1000多道樱木刃打下来，也没有一个孔。互相治疗的黄泉元帅们再次一起挡在了他面前。砰！黄泉元帅们又被齐齐震开，魂火再次落入了他的身体之中。古力米热现在恼怒不已，这个恶心的人族还是杀了吧。江疏雨再次后退，亡灵傀儡们挡在了他身前。只要能再拖一会儿，这个魔头就会被海界排斥出去。啊！古力米热疯狂地朝天空吼着，很不甘心。明明是一个弱小的人族而已，却怎么杀都杀不死，这是对他的羞辱。他祭出了魂旗，旗帜随风飘扬。江疏雨何其敏锐，立马捕捉到了上面有许多人族的亡魂在咆哮：“我要你死！”江疏雨顿住了后退的脚步，改变了想法。古力米热嘲讽一笑：“笑话，本魔要你死才对。”他都已经想好了，要把这个人族天骄的魂魄居在他的魂旗里，永世不得超生。而江疏雨，他眉心的汉字金色亮光渐渐亮起，他要拼命了。呼！空气忽然扭曲起来，一个恐怖的气息落了下来。江疏雨和古力米热顿时脸色大变，抬头看去，是一块超级大的陨石，正裹挟着流火落下。什么鬼？没看到鬼车有这个技能啊！江疏雨立马转身逃跑，一边在心里吐槽探测术也有 bug， 就算他有6段甲，也扛不住这颗陨石啊！他利落的把元帅和傀儡全都收了起来，取出了怀里的高级随机瞬移符箓，精神力一探，他还在原地。江疏雨不甘心的又取出其他传送符，结果发现全都没用。师尊怎么不说在内环区域没用啊？他欲哭无泪，索性召唤出了一只傀儡，抱着自己朝结界跑。南辰星没有说，是因为压根没想过这小子竟然胆大到跑到这里来。鬼车的这个技能真的太要命了！轰！陨石已经落了下来，冲击波从他的后方打来，江疏雨被炸上了天，隔了好远才落下。陨石落下的地方立马被黑色的火焰包裹住，熊熊燃烧起来。江疏雨就像一根断线的风筝，飘落在了远处，身上的6段甲炸开又补充，炸开又补充，他都快忘记自己使用了多少套6段甲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还活着。刚才陨石落下的那一波爆炸，就让他损失了好几支军队。古力米热也跟他一样，被陨石落下的冲击波炸开，落在了他身旁。他也不比自己好多少，浑身都是伤口，气息孱弱。唯一讨厌的是嘴硬，江疏雨，你还没死啊？哼，我的这条命可不是谁都能取走的。江疏雨自信满满，比我惨这么多，还有心思说风凉话？杀你也足够了。古力米热挥动着自己的魂旗，威胁道：“现在这个状况，谁死还不一定呢。”江疏雨指尖燃起一个蓝色的火花，同样威胁着他。至少他没有受伤，还有好几个军队可以用。想到这里，江疏雨把芥子空间中的军队全都召唤了出来，每一个都盯着古力米热。江疏雨重新给自己换了一套6段甲，眉心之中的汉字发出亮光，就等他下定决心使用技能了。古力米热心中一跳，鸿蒙技能。鸿蒙界的技能没有一个弱的，他突然犹豫起来，自己现在身受重伤，实力连刚才的一半都没有。突然，一道锁链突然从天空之上落下，就要朝他打来，而他身边也出现了一个涡流。海棠秘境的法则开始运转了，现在他必须离开，否则就会落得一个生死道消的下场。呵，古力米热突然轻笑起来，收敛了浑身的杀意。看来这次不能带你回去了，你可小心一点，别被那只凶鸟给吃了。哼，下次也不可能。江疏雨冷哼一声，看着他进入了空间缝隙之中。其实他也没有真的想好要和这个魔头拼命，毕竟那是大魔头，他也没有把握。而且后面还有一个鬼车虎视眈眈呢。他回头看去，天空上空空荡荡的一片，哪里还有什么鬼车的影子？他不会回家了吧？江疏雨立刻收起了这个荒唐的想法，扫视着地面，发现刚才落下的陨石还在。于是他走了过去，一个巨大的天坑之中，火光蔓延，甚至有要涌出的趋势。江疏雨丢出了探测术，涅槃之中不可攻击。凤凰血脉这一点倒是安排得很好，关键等他涅槃完成之后，自己岂不是更打不过了？他念头通达，立马做了决定，逃。火焰还在朝着外界扩散，大有要焚烧一切的架势。一个傀儡扛着他，稳住他的双腿，朝着前方疯狂跑去。不知过了多久，火海之中已经窜出了一道黑色的身影，鬼车涅槃重生。他的身上全都是火焰，灼热不已。9个脑袋不断扫视着四周，寻找古力米热和江疏雨，却一无所获。他的脑袋审视着周围许久，最终还是放弃了，朝着内环区域飞去。江疏雨踏出结界之后，又跑了好几公里才停了下来，气喘吁吁。天啊，吓死我了！劫后余生的感觉真好，他还活着。只是这次他的损失太大了，死了将近一半的亡灵傀儡、鬼灵魔法师，还有一位元帅。赶紧入定。他从虚空收纳玉中取出了柳灵鱼，开始啃起来，一边吃一边补充亡灵傀儡。只要芥子空间不满，他就觉得心里难受，总感觉有危险扛不住。现在他入定，只要花上15分钟就可以恢复所有精神力。这样下来，恐怕还要3天才能把他们补齐。江疏雨略一思忖，找了一块隐蔽的空地，重新入定。3天后，江疏雨好不容易把芥子空间补充完毕，检阅着这13支黄泉军队，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但在想到鬼车的瞬间，欣喜的表情瞬间烟消云散。
等我等级上去了，一定再和你大战一场。江疏雨继续在内环区域的结界外扫荡起来，寻找海龙宫的下落。虽然概率非常低，但不找的话，恐怕一辈子都找不到。也不知道那些烟雨楼的人跑出去没有，但凡有点脑子，应该。一个东西出现在他的视线内，他说的话也顿住了。那是一个巨大的石碑，足足有4层楼高，江疏雨之墓。江疏雨差点没被这块墓碑当场送走，走上前看去，一旁还雕刻着烟雨楼7州战队里。真厉害，我好心救你们，你们还直接把我送走。人与人之间就不能多一点信任吗？几个傀儡当即跑了出去，几剑就把这个墓碑砍得粉碎。他心中一咬牙，再次做了决定，一定要好好升级，重新进内环区域，杀他个片甲不留。至于李七云20人，早就离开了内环区域附近，继续历练。内环区域实在太危险了，一点都不适合他们。李七云吸取了这次的教训，再也不敢夜郎自大。如果老天爷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他一定死都不踏进那个区域。毕竟整个队伍里只有他和杜若2人可以复活，但其他姐妹只有1条命。七云姐，咱们给江道有利的碑，别人会不会看见？杜若大大咧咧地问着，心中却充满愧疚。不管别人看没看到，都是我们的一片心意。李七云语重心长地开口。前方突然传来了战斗的波动，众人立马收敛了心神。前面有魔头，大家准备。李七云当先抄起了武器，朝前方跑去。这边江疏雨还在围绕着结界走，他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可能要走上几个月才能走完一圈。奇怪，妖兽怎么越来越少了？难道这周边的妖兽都已经被人清理了？在前方探路的亡灵傀儡们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妖兽越来越少，几乎没有打的了。按道理，越靠近内环区域，妖兽越多才是。不过这样一来，他的速度也变快了不少。如果能提前找到海龙宫，他求之不得。在这里打妖兽升级，远远没有在圣地之中的副本大阵来得快，他当然更乐意待在圣地之中。七彩云霞突兀地闯入了他的视线之中，怎么会有天地异象？江疏雨惊呆了，脑袋立马活络起来，难不成是海龙宫出现了？他拔腿就跑，朝着那个方向赶了过去。每一次海龙宫都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他很期待再多杀一些龙族和魔族，但此时他忘了，除了海龙宫，其他的副本、秘境，甚至是宝物也会引发天地异象。小半天之后，傀儡们已经提前跑到了那个地方，并且传回了他们所看到的画面。人族、魔族、龙族都到齐了，还挺热闹的。画面之中，3个种族互相戒备着，每个种族的数量都不少，处于僵持状态。江疏雨用精神力探了过去，发现那个漩涡并没有龙族的气息，原来不是海龙宫。他突然有些失望，不过转念一想，能引起天地异变，里面应该有什么宝贝才对，也许有鸿蒙剑碑也说不定。江疏雨悄然靠近，身形鬼魅，他看着那个漩涡周围有许多体型不算小的石块，整个副本都在半空中，有一种陆地的亲切感。江疏雨知道，这是一种和陆地神仙极为相似的感觉。陆地神仙也是隐藏的修炼之道，只有少数人能够觉醒，和他的鬼修有异曲同工之处。有些人在踏入2阶或者3阶之时，如果使用了特殊的宝物，也可以觉醒出来，比如女娲石。曾经有过典籍记载，有位陆地神仙就是在边关和魔头打仗之时，硬生生地扛住了10个魔王的围剿，最终带领人族打下了胜仗。不仅仅是人族，龙族也十分向往这种修炼之道。但是女娲石不是那么好获得的，只有一个副本沉海之路才会出现。沉海之路极为特殊，只有海界才会有，而且出现的概率极低，运转的时间非常短。最重要的一点是，女娲石只有人族剑修才能用，这也是另外2族会阻止人族的原因。如果人族得到了，又会多出一个强劲的对手，他们宁可这个副本眼睁睁消失在眼前，也不能让人族进去。江疏雨看着众人的架势，心中已经清楚了，这个副本就是沉海之路。他突然想起了陆金安，他记得对方也希望自己的修炼之道能够升阶，如果有了女娲石，江疏雨踱步上前。人族阵营，这些魔族、龙族真是丧心病狂，为了阻止我们，就在这里干耗着。李七云咬牙切齿，眼里充满了怒火。七云姐，别这样想，换做我们也会跟他们干耗着的，要是江道友在就好了。杜若在一旁安慰道，现在只剩下8个小时了，如果我们再不进去的话，就真的没有机会了。李七云垂下头来，想到了江疏雨的那些傀儡，是啊，要是他在就好了，毕竟他的实力那么强。嘎吱嘎吱，傀儡们独特的步子声传入了众人的耳朵，一支军队出现在3方阵营之中，而江疏雨就走在最前面。李七云一群人看到江疏雨的时候都惊呆了，忍不住惊呼起来，你怎么还活着？合着你们不希望见到我？江疏雨表情古怪，这一群女修是不是情商都这么低？那倒不是，就是突然觉得墓碑白立了。江疏雨突然牙抽抽，差点崩碎。你们要是都不会说话的话，就沉默是金吧。上风，楚南州走了出来，对江疏雨行了个礼。江疏雨回了个顿手礼。人族之中有不少认识他的，忍不住喜上眉梢。这时魔族和龙族才注意到江疏影的军衔红纹。原本魔族和龙族看到一个 LV40的小修士带着一群废物召唤生灵，心中还觉得有些好笑，结果没想到这么一来就有了2个红纹，而且这个人族小修士的地位还在楚南州之上。大家小心点这个人族，他杀了我龙族多少战士，我要杀了他祭天。别轻举妄动，现在人族的力量也不少，不是我们可以轻易抗衡的。魔族那边则有一个修炼媚术的魔头陈升道，他身上有魔王的印记，还被魔王座下的顶尖战力大魔头追杀过，竟然能活到这里。什么？那他竟然没有死？不可能吧？那我们是不是也不能轻举妄动？人族这边跟他们的谨慎完全不同，1个2个都开心起来，
充满了希望。他军衔比楚南州还高，咱们是不是有希望了？应该是，毕竟烟雨楼的人到现在都还没有赶来，恐怕来不及了，只能寄希望于这位小兄弟了。但愿他能改变局势。真好奇他有多强？好奇什么？现在最重要的事是让他进去。江疏雨走到了众人眼前，看向杜若，跟我一起进副本。什么？就我们两个吗？对。两人组队完毕后，江疏雨就带着杜若朝着副本入口走去。有人族看见了想跟上去，却被楚南州阻止了。楚南州军衔最高，没有一个人不信服他，于是顿住了脚步。魔族和龙族看见二人过来，都虎视眈眈的，似乎是在警告他不要靠近。但江疏雨丝毫不惧，他的眼里只有副本。不过亡灵傀儡们全都盯着他们，那些目光阴森森的，就算是龙族和魔族看了都有些发怵。比气势，谁怕谁？在这一块，亡灵傀儡还从来没有输过。你小心一点，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动手。杜若扛着大勺，拧着眉毛提醒着，却没有得到回应，身上倒是多了一套6段甲。就在杜若还想说话的时候，江疏雨淡淡道：“放心吧，3个种族都在这里，谁都不会轻易动手，谁都希望其他种族先动手。但现在他们这里只有2个人，魔族和龙族还犯不上跟2个修士较劲。毕竟副本可不是2个人就能打下来的，进去就是送死而已。这种纵横之术在哪里都行得通。”江疏雨丝毫不着急地漫步向前，毕竟这些魔族、龙族敢动手的话，他不介意再把自己的军衔提一提。杜若点点头，跟着他来到了副本入口前。江疏雨将精神力探入副本入口，发现只剩下7小时50几分了。不过幸好没有难度，也没有等级的限制。唯一的缺点就是江疏雨对这个副本不怎么了解，就怕是 LV72往上走的。咱们进去吧。他淡淡开口。杜若环顾四周，发现魔族和龙族真的都没有阻止他们，于是跟了进去。两人眼睁睁消失在魔族和龙族眼前后，他们都面露不悦地看向对方，那模样就像是在说：“你们魔族龙族怎么也不拦着点？”到了这个时候，谁都想推卸责任给对方。不过他们并没有多担心，毕竟只进去了2个人而已。如果是一群，他们恐怕早就一起联手了。两人进入副本之后，到处都是山石耸立，看着有种棱角分明的感觉。活泼热辣的杜若开口了：“江道友，咱们先打哪里？”等我一下。江疏雨取出了高级随机瞬移符箓后试了一下，发现也用不了，但是虚空收纳域完全不受影响。看来我们只有一次机会了。杜若立马分析出来，江疏雨只轻轻点头，就向前走了出去。一支军队在前面开路，四散而去，探索地形。整个地形似乎都是笔直向前的，并没有弯弯绕绕的地方，只要把整个副本打穿就行。亡灵傀儡们向前走了一会儿，突然一个方向就有了攻击，终于出现妖兽了。江疏雨勾唇一笑，立马朝着那个方向跑去。到了地方后，江疏雨就看到了一只巨大的蝎子，正用它的尾巴嚣张地夹着一只傀儡。LV6430蝎，将军级的数据均值都在5万左右，虽然 Adapt 减伤都是50%，但能对付。他松了一口气，到时候只要王级妖兽不是很奇葩的话，他应该都能打完。江疏雨用影子纠缠束缚住蝎子后，就看向了杜若：“你快上！”闻言，杜若立马扛着大勺走上前去，对着蝎子施展了技能。蓝色的流光从蝎子的身上炸开，流入了杜若的身体中。山石蝎立马恼怒起来，恶狠狠地看向他。看来大勺技能挺招仇恨的。江疏雨忍住心头的笑意，让亡灵傀儡们全都冲了上去，一个二个都爆发了雷霆万钧。影子纠缠也早已换成了千仞鬼域，眼前这个山石蝎立马躺在原地，动弹不得。击杀 LV6430蝎，经验加1280000，获得5彩碎石星号2，大勺技能附加奖励。5彩碎石只要集齐1000个就可以合成女娲石，不错嘛。江疏雨忍不住夸赞一声，觉得自己的决定明智极了。那是当然。杜若立马扛着大勺，一脸自豪。那你现在最多可以对多少个妖兽同时施展技能？范围多少？最多200个，但只能对方圆1公里的妖兽施展。行，那我现在就把妖兽全部聚集到一起，你在此处等我。什么？杜若惊呼一声，但立马反应过来，江疏雨确实有这个实力，点头答应道：“好。”江疏雨拔腿就跑，跟着亡灵傀儡们一起跑酷，把藏着的妖兽全都吸引了出来，甚至有些在山石凹陷处的温泉里正享受着大宝剑的妖兽都钻了出来，什么壁虎、蟾蜍、蜈蚣、毒蛇也全都纷纷出现。这是五毒大 party 啊！江疏雨哭笑不得，继续跑着。不远处的杜若一脸菜色，他心中有些发怵，待会儿他真的可以吗？毕竟他们以往打妖兽从来没有同时吸引过这么多妖兽过。很快，江疏雨又跑了回来，朝那些妖兽丢了个影子，纠缠就转头大喊道：“快过来！”杜若立马反应过来，跑了过去，丢出了技能。无数道浅蓝色的流光落入了他的身体中，妖兽们虎视眈眈的对象立马变成了杜若。杜若的背后突然升起一抹凉意，咽了一口唾沫，就朝着身旁的一块巨石后躲了起来。识时务者为俊杰，该弯腰时就弯腰。江疏雨又放出了一支军队，把影子纠缠换成了千仞鬼域。在2个元帅的加成下，魔法师都丢出了技能，现在他们的伤害不可同日而语，瞬间将2个妖兽秒杀。砰砰，2个爆炸声差点刺穿了耳膜。杜若死死地捂着耳朵，咬着牙齿。江疏雨表情古怪，这么热辣的一个人，怎么还像个小女孩？砰砰，爆炸声继续此起彼伏。江疏雨的虚空收纳域里很快就多出了将近几百个5彩碎石。美食家这个修炼之道真的是个宝贝，要是他的修炼之道也是这个，岂不是一辈子都可以划水了？真爽，羡慕。亡灵傀儡们继续朝着深处走去，寻找妖兽聚集起来。2个人慢慢跟在后面，
江疏宇看着他一脸好奇四处张望的样子，心中略带嫌弃。你到底怎么练到 LV7妖的？不会一直都在划水吧？但我看到过你拿大勺打妖兽。杜若抱着一条胳膊，我的天赋可以打架啊！而且战斗技能都不用特意去学，我能杀多少心中有数，真是好划水的修炼之道。到了后面，妖兽的数目似乎有所缩减，每次只要聚集到几十只，就会一起圈过来。而杜若也迅速适应了这种打法，每次有一群就直接丢出技能。江疏宇也套出了话来，他们那一群女修之所以老是干蠢事，是因为接触的坏人不多，而且从小就有人带着练级。他都懒得吐槽了，烟雨楼里的那些老人除了带人练级，就不知道告诉他们社会水深吗？1个半小时后，他们就已经收集好了一枚女娲石，女娲石的形状十分不规整，就像从石壁上用锄头随便挖下来的一块一样，只是比五彩碎石大了不少。原来这就是女娲石，感觉拿来当藏品都可以了。杜若感慨道：你们女孩子就不能有点战斗类的想法吗？当然有，如果这玩意儿能拿来做武装的话，我一定毫不犹豫。很快，两人就走到了方才所见的地面尽头，尽头是一个悬崖，下方还有不少的路程。山石和海水互相镶嵌着，场景十分好看，还有五彩的流光在水面上婉转。江疏宇也觉得这个场景很美，如果没有看到水里的妖兽的话。山石与海水互相镶嵌着，占地十分广泛，一眼望去，尽头似乎还有一个非常高的双甲，但是水汽一直在蒸腾，干扰了视线，无法完全看清。傀儡们冲了下去，才在山坡上跑到一半，就有一个长长的触手从水中突刺而出，绑住了好几个傀儡，拖入了水深处。江疏宇对这种触手太熟悉了，铁板鱿鱼的鱿鱼须，看来底下有鱿鱼妖兽。亡灵傀儡们挥剑朝着自己身上的触手砍去，但是触手并没有松开，反而卷得更紧了。傀儡们挥剑砍下时的水柱朝着天空上冲来，溅起一片水花。有的傀儡还没有被抓住，立马给最近的队友给予支援。噗！水花立马又被溅开，更为密集的触手把傀儡抓住，就想拖下去。一个元帅得了命令，就朝着下方跟着跑去，自投罗网。江疏宇心中一动，让傀儡与魔法师停止攻击。触手们拖着元帅和好几百个傀儡在水下飞速移动。江疏宇的脑海中也出现了水面之下的海图，只见水面之下像蜿蜒曲折的迷宫，有许多条道路，而且这底下还有很多妖兽，大多都是水生物。江疏宇完全没有想到水底下这么深，明明在上面看着像一片湖，很浅的湖。有些妖兽注意到了被绑架的傀儡，都主动向他们攻击，一点都不讲理。但傀儡都没怎么受伤，看来攻击和傀儡相当，就在5万左右，只比之前遇到的妖兽的强一些。触手越来越紧，但傀儡们丝毫没有崩溃的迹象，因为元帅还在勤勤恳恳地丢着全体治疗技能。没多久，江疏影就瞧见了触手的主人是谁，并不是鱿鱼。答案出乎他的意料，竟然是一个长得像鱿鱼和水母的花。江疏宇立马朝着那个方向冲去，杜若也赶紧跟上。雷霆万钧！与此同时，傀儡们都丢出了技能，他们身上的触手纷纷掉落，水花又从水底溅起，形成了一道道喷泉。傀儡们没有了拘束后，就把元帅也救了出来，落在了山石上。可是他们这么一闹，也有不少妖兽跟着脱水而出，站在了地面上。他们长得千奇百怪，或是螃蟹，或是珍珠鼠，又或是成吉思汗鲨，而且他们的牙齿或者钳子都异常的坚硬，似乎只要逮到一个傀儡，就能立马嘎嘣脆。而那几千条触手也追杀了出来，一边的打在了傀儡身上，而且攻速极快，1秒可以打出好几10次。不过幸好攻击力不是特别高，有玉盾和元帅的治疗术在，刚好能撑住，挥剑反抗。击杀 LV66 五彩热带鱼人，经验加1320000，获得5彩碎石。等2人赶到之时，已经死了好几10个鱼人，江疏宇欲哭无泪。这些鱼人也太菜了，竟然都撑不住等他们来，好施展大勺技能。算了，江疏宇懒得再纠结这些，丢出了探测术。LV67彩鬼珊瑚将领级，肉身防御达到了13万，总属性将近29万，看来这场战斗很快就会结束了。唯一麻烦的就是他可以裂变重生，就像打不死的小强。江疏宇直接给杜若丢了一个眼神，他立马会意，走上前来丢出技能，包含彩鬼珊瑚在内，只要方圆1公里的妖兽全都被覆盖住。那些热带鱼人气冲冲的朝着杜若看来，十分默契，改变了攻击对象。触手们也都立马转移了视线，杜若立马反应过来，拔腿就跑。幸好有6段甲，速度最快的触手全都打了个空，根本没有伤到他分毫。紫色的雾气龙照在了所有妖兽的心头，黑压压的一片。就在他们疑惑的时候，砰砰，耳朵震麻的他们再也不能看到明天的热水了。五彩珊瑚同样受了重伤，不少触手直接断裂开来，不断掉下。山石之下的热水就像被煮沸了一样，咕噜噜咕噜噜冒着泡，更多的触手从水里钻了出来，包围住了傀儡和2人。这些触手比之前的更加粗壮，至少硕大了100倍。傀儡们根本抵挡不住这么大的攻击力，接二连三被扇飞，身受重伤。这些伤害比起之前的都要重多了，但还是不能把傀儡们秒杀，只要不能秒杀，他们就可以为自己报仇。鬼灵魔法师都丢出了技能，落入了水中，傀儡们也潜入水，击打着他的本体。彩鬼珊瑚将自己的触手蔓延出去，从远处捞出了不少鱼人过来援助，顿时地面上又跳出了好几百个鱼人。杜若兴奋极了，被带着打副本还这么爽快的感觉从所未有，他立马跑上前去施展大勺技能。他很乐于当工具人，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恐怕魔族和龙族打死都没有想到，他们2人竟然真的可以吃下至少18个人才能打的副本。这些妖兽实在太多了，珊瑚还在不断从别处捞来鱼人，
杜若一次又一次释放着技能，确认没有漏网之鱼后，他就立马跑了回来，捂住耳朵，继续老老实实的当一个吃瓜群众。砰砰砰，爆炸爆破了山石，炸开了海水，无数条触手肉眼可见的从天空上降落。可是江疏雨最烦心的事情发生了，不少海水朝着珊瑚身上涌去，他身上的触手又重新长了出来。看来不一次性杀掉你，就会一直搞事。江疏雨的语气冰冷，杀意弥漫，吓得旁边的杜若一个哆嗦，死死捂住了耳朵，听不见听不见。果然，接下来又有更多的傀儡把热带鱼人朝着珊瑚丢去。江疏雨已经打定了主意，只要经验不到账，傀儡就一直丢下去，反正此地还有好几百个鱼人尸骸，完全够用。一道又一道水柱冲天起，又大珠的落下，山石周围包围的海水在迅速减少。傀儡们似乎乐此不疲，鬼灵魔法师们闲着也没事干，江疏雨便让他们一直丢着魔法技能。持续了将近2分钟后，这场爆炸才终于有了消减的迹象。得到了提示，杜若松了一口气。击杀 LV67 彩鬼珊瑚，将领级，经验加2680000，获得五彩碎石星号1000，大勺技能翻倍奖励。五彩碎石直接融合成了一枚女娲石，加上刚才鲨鱼人的那些，也集齐了1枚，现在总共有3枚了。周围的海水几近干涸，也没了妖兽的足迹。继续出发吧。刚才的双子甲上面的水已经枯竭，整座山上都阴沉沉的，寂静一片。两人直接绕道行，远远就看见有一座巨大的山盘坐在那里，还有一条山脉尖锐无比。如果他没有打鼾，也没有露出牙齿的话，二人一定以为这是一座货真价实的山。这也太大了吧！杜若捂住了嘴巴，感觉比那个鬼车还大。江疏雨没有管他，直接丢出了探测术。LV70山脉穿山甲，王级妖兽，攻击和防御都是15万，速度和精神力全是7万多。Adept 减伤全都是70%，有领域抵抗特性。江疏雨还是头一次遇到领域抵抗，看来他的影子纠缠和千仞鬼域以及生机枯域恐怕会被削弱很多。阿 T， 穿山甲突然打了个喷嚏，直直朝着二人冲来，六段甲闪过了暗芒，还把江疏影身上的玉盾被动激活了。江疏雨心头一惊，竟然这么强，赶得上皇级妖兽了。看来他要打个措手不及了。13支军队全部召唤而出，元帅们出现的第一秒就丢出了所有增幅技能，整个军队士气大振。魔法师们立马扩散而出，分头跑开，在穿山甲周围绕成了个圈。亡灵傀儡们都提剑冲了出去。穿山甲撑起他粗壮短大的腿，一脸迷茫地站了起来，甩着自己的尾巴。靠得近的傀儡直接被撞飞了好几个，穿山甲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周围有这么多小人儿。这一座巨山般的穿山甲眼底划过一抹轻蔑，尾巴用力的一甩，不少傀儡就倒飞出去受了重伤，比那些无意被撞飞的还惨。这攻击力也太强了，如果没有元帅的治疗术的话，恐怕他们就死了。不过双方耗起来的话，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没有被打到的傀儡继续朝着山脉穿山甲跑去，跑到了他的身上。叮叮当当，一串打铁声响过后，穿山甲几乎毫无感觉，他的皮又厚又硬，就是好几层岩石，怎么可能觉得疼？江疏雨丢出了千仞鬼域，穿山甲身上一阵土黄色的光芒闪过，千仞鬼域的作用被削弱了一半。没关系，那也有7倍了，总比一点加成都没有好。魔法师们站得远，包围着他丢出攻击，一个接一个。穿山甲的爪子向前方一踏，不少石头尖刺从地底钻出，把地面上的亡灵傀儡捅到了天空上，不少傀儡当场就消失了。死！江疏雨心疼的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才刚补齐的，距离整个副本消失还有5个小时，如果能快点解决的话，才能2刷。江疏雨不再当一个悠闲的看客了，甩出了魂火。山脉穿山甲的眼神悠悠的飘了过来，面无表情的看向他。奇怪，难道没有效果？不应该啊，这个穿山甲又没有什么灵魂防御属性。忽然他看到了对方正在蓄势的尾巴，江疏雨立马反应过来，给二人重新套上了一套6段甲，朝着后方退去。看到二人想逃跑，穿山甲哒哒哒迈着他的小步伐，飞速靠近了二人，接着甩出一记穿山尾。砰！江疏雨和杜若被齐齐打飞，6段甲当场破碎。江疏雨赶紧在半空中给二人重新加了一套6段甲。亡灵傀儡平均的受了伤，他转头一看，果然杜若受了不小的伤，一脸苦涩。江疏雨直接从虚空收纳玉里丢了好几瓶子药给他，你去藏起来，等我叫你。二人落地后，杜若飞快地消失在原地。江疏雨双眼凝视着对面的穿山甲，山脉穿山甲显然被惹恼了，固执地朝他冲来。他的速度飞快，仅仅几步就想用他的爪子拍向江疏雨。江疏雨反应迅速，把不远处的元帅收起后召唤在自己身旁。元帅们的身材高大，牢牢地用手把他的爪子撑起。江疏雨抓住了这个机会，施展出了樱木刃，上千道飞刃打出，朝着他爪子底下的软肉打去。咻咻咻！破空声此时在江疏雨的耳里就是仙音。没一会儿，穿山甲的爪子就被洞穿了，打出了好几个窟窿。吼！山脉穿山甲这次更为恼怒了，怒吼一声后，爪子上的光芒闪烁，再次用力踩下。这一次江疏雨已经长了记性，不断更换着身上的6段甲，严严实实地挡下了穿山甲的技能。他顺势丢出了生机枯域，浅绿色的光芒环绕住了穿山甲，然后他又丢出了魂火。本来穿山甲就很讨厌他这个技能，他越放穿山甲就越恼怒。江疏雨光荣的晋级为了坦克，不断扛着伤害，亡灵傀儡和鬼灵魔法师则捡了漏，在旁边不断丢技能。他的心中顿时出现无限感慨，要是自己是100%纯血的召唤师就好了，那样就能当个甩手掌柜。但他又舍不得这些傀儡，
每一个都像他亲儿子，不忍心。穿山甲身上已经爬满了傀儡，脚边也都是傀儡。在江疏宇感觉差不多的时候，便让鬼灵魔法师们停下了技能。杜若，快过来！杜若应声而出，两手把大勺举过头顶，向前一挖，空间瞬间扭曲了一下，一闪而逝的波折之后，杜若又消失在了原地，不知道藏在了哪里。大勺技能用出后，江疏宇立马启用了额头之间的强化技能，无数道金色的丝线流转而出，落入了元帅、傀儡和魔法师的体内，而他的攻击力也再次被提升了5倍。江疏宇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山脉穿山甲肯定挡不住这么强的攻击，穿山甲快要被折磨疯了。本来那个大勺就让他感觉失去了什么，一道魂火又落入了他的灵魂之中，而这次那种灵魂被灼烧的感觉比之前强上了许多倍，让他难受不已。他仰天长啸一声，发泄了痛苦后，又牢牢盯住了江疏宇。若是论厌恶程度，山脉穿山甲现在真想怒吼一声，江疏宇排第一。数千道绿光落下，雷霆万钧直接把他给电麻了，又有数千道颜色各异的魔法攻击直接砸在了他的山脉身体上。吼！他不甘心地怒吼一声，最终轰然倒地，没有机会反抗。击杀 LV70 山脉穿山甲，经验加700000，获得穿山玄铠星号2，陆地宝石星号2，陆地水晶星号2，女娲石星号2。穿山玄铠是轻级武装，还有附带技能，可以提升使用者的防御力1000倍，减伤任意伤害99%，十分夸张。至于陆地宝石，则可以永久减伤 AD 50%，还有一定几率觉醒 AD 伤害技能，不过在剑修踏入2阶时也可以用。江疏宇突然想起一句话：我有一剑，可开天门。但最让人惊喜的是，女娲石竟然有2枚，带一个美食家真是稳赚不赔的买卖。江疏宇十分豪爽地把一个铠甲丢给了杜若，杜若接过东西后明显怔愣了一瞬：你真的要把这个给我？不想要可以还给我。江疏宇就差没翻白眼了，他的技能功劳也不小，收一件铠甲有问题吗？搞得自己像个白嫖的人一样。当然想要。杜若当即把扛着的大勺收在了虚空收纳玉里，把铠甲换上。他喜出望外地感受着这套铠甲的威力，但并没有觉醒任何技能。江疏宇又把一枚陆地水晶丢给了他。美食家这个修炼之道还是得多加一点防御。杜若直接傻眼了，这么好的东西你不用，给你好处你还有意见？怎么可能？杜若利落地把陆地水晶使用了。见状，江疏宇把一个陆地宝石试着和祝福宝石放在一块，果然有了反应。但是现在升阶几率依旧很低，只有10%而已。江疏宇不禁蹙起了眉头，难道要30枚才行？哪有这么多元素？还剩下一枚陆地水晶，江疏宇打算留给陆师兄，毕竟打下一轮不知道会不会掉落。如果掉落的话，他估计是肉上加肉了。我竟然觉醒了一个技能！杜若忽然惊呼起来：什么技能？敲晕对方的技能？厉害吧？厉害厉害！江疏宇敷衍的点头回应，心中腹诽：这不就是武器大师的技能吗？一棍子下去，对方就晕了。咱们再刷一次副本吧，争取多赚一点女娲石。杜若立马乖巧点头。人族大义面前，二人都还是拎得清的。江疏宇心中有了计较，如果速度再快一点的话，没准还能刷第3次。两人立马退出了副本，江疏宇直接激活低级时间符箓，又消失在了副本入口前。还在僵持的3个阵营只觉得眼前一花，所有人的表情各异，精彩纷呈。什么鬼？那2个人族是失败了吗？不可能，他们应该是打通了，因为这个副本只有入口，不打通是没有出口的。死！魔族和龙族的心情非常差，犹如双打的茄子，而人族那边则开心多了。天哪，他们竟然真的打完了副本，太厉害了！竟然能活下来，才2个人而已啊！不仅如此，他们用的时间也非常短，太可怕了。楚南州的唇角勾起，十分高兴。这种结果他早就预见到了，毕竟江疏宇这么强，打不完这个副本反而才有古怪。李七云也十分开心，只要知道杜若这个好姐妹安全，他就能放1万个心。大家准备好，现在我们要打起精神，随时关注副本入口。江上峰这一次能提前出来，下一次估计会更快。魔族和龙族肯定不会放任他。楚南州发出了命令，大部分人心中都清楚魔族和龙族的尿性，得不到就要毁掉。到时候江疏宇和杜若也许会被围剿。确实，魔族和龙族那边再怎么不情愿，也聚了头，低头商量起来。没想到那个人族这么厉害，等他出来，我们必须要杀了。没错，我们魔族也是这么想的。如果他们人族出现了陆地神仙，我们2族恐怕又要牺牲不少子民。你们魔族还在意子民？哼，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人族强大了，你们也讨不了好。知道，一个陆地神先抵得了3个神话修士吗？站在副本中，江疏宇看了一眼强化技能，冷却还有将近1个小时，这也说明要打穿这个副本至少都要花1个小时。江疏宇思考着战术打法，杜若极为懂事的在一旁站着，尽量不插嘴。刚才刷一次副本，他不仅得了新装备，还觉醒了一个技能，简直爽得不能再爽。现在他的心底只有一句话，为江疏宇马首是瞻。等等，不对啊，珊瑚和那些鱼人的尸骸我怎么忘了呢？不用白不用啊！而且才鬼珊瑚那么难打，想必血条也很可观，翻个好几倍。啧，就算是在坚硬的山都得抖3抖吧，更何况穿山甲。江疏宇心潮澎湃，双眼炽热起来。杜若，带你体验一下1小时打爆一个副本，但全程都要跟着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杜若压根就没有反应过来，下意识的就回答了他的问题。好，那你自己抓紧时机丢技能。说完，江疏宇就召唤出了13个军队，拔腿朝前跑去。杜若这才反应过来，自
自己回答了什么荒唐事情，但是答应都答应了，做人不能言而无信。而且他也想看一下1个小时怎么打爆一个副本。如果真的可以，他们至少还能进来4次，那么人族将会多出多少个陆地神仙？不，准确来说，应该是概率会提升多少。杜若看着江疏雨早就跑远了，立马跟了上去。这一次，傀儡和魔法师们都浩浩荡荡的进发了。他们造出的动静太大，数不清的妖兽被他们所吸引，全都探头而出。有一些藏在水底没有出来的，江疏雨丝毫没有管。现在他只追求打通副本，清理妖兽什么的不明智。哒哒哒，不发声传遍了整座副本。大军们积极地朝前进发着。整个副本被分为3段，第一段将近500只妖兽几乎都被拉了出来。江疏雨的影子纠缠迅速覆盖了这片区域。杜若眼疾手快丢出了技能后，就开始环绕着这些妖兽跑。等他施展完技能后，没有一个妖兽看见他不生气的。但是傀儡们就在这时宰杀起妖兽，随后就是砰砰砰的爆炸声。整个副本几乎都在颤抖，爆炸的威力实在太大了。杜若差点担心那些山都要崩碎开来。不过还好，副本足够稳定。杜若逐渐激动起来，跟着他继续向前方跑。很快，第2阶段的妖兽全都冲了出来，落在了地面上。但是大军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依旧朝着终点跑去。2人都知道珊瑚就在尽头，只要把珊瑚解决了，就能获得一个强劲的尸骸。此时，不少傀儡手里都拎着第1阶段的妖兽，采鬼珊瑚的触手不断拍打着2人，6段，一直闪烁着将这些伤害抵挡。2人一直没有停下奔跑的脚步，很快就到了终点。江疏雨和杜若此时已经磨练出了默契度，影子纠缠一出，大勺技能就立马释放。然后就是千仞鬼域和枯骨烂炸的狂欢盛宴。在大烧冷却期间，就算有触手拍打杜若，他也丝毫不畏惧了。开玩笑，现在他 AD 减伤50%，防御力还翻了1000倍，说是千年老龟都不为过。3轮爆炸之后，珊瑚已经身受重伤，不少触手落在地面上后又迅速生长。江疏雨又继续让傀儡们把尸骸丢向珊瑚，砰砰砰，几十次爆炸声过后，珊瑚彻底死亡。傀儡们游进了水底，把珊瑚从地里拔出，扛着就朝穿山甲的方向跑去。至于那些斩断的触手，江疏雨也本着不浪费的原则，让傀儡们通通捡起来扛走。刺激，太刺激了！杜若激动地把大勺一挥，打到了前方的傀儡。江疏雨额角青筋暴跳，你能不能小心一点？不好意思，太激动了。杜若讪讪一笑，赶紧跟着他朝着穿山甲的方向跑去。现在才过了半个小时而已，实在太夸张了，待会直接用珊瑚去炸穿山甲，还不知道又能省多少时间。杜若心中继续感慨着，采鬼珊瑚如果知道他的想法，一定蹦出来大声吐槽：你清高，你高贵，你拿我当炮灰。江疏雨跑步的速度实在太慢了，后来直接让一个傀儡扛着他跑。江疏雨紧紧抓住傀儡的脑袋，就怕掉下去。杜若差点没笑出声来，要不要姐姐背你？听到这句话，江疏雨直接毫不客气地翻了个白眼，不要，男女授受不亲。呸！杜若呸了一声，继续跑着。3分钟后，大军已经赶到了穿山甲的面前。虽然珊瑚的生命力已经流失了不少，但是江疏雨相信他。珊瑚，呸！狗男人！穿山甲从睡梦中迷迷糊糊地醒来，就看到一群黑影朝着自己飞来，他的表情古怪极了。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忽然，他的视线被浓郁的紫色雾气给挡住了。砰砰砰！他的耳边不断响起炸弹声，如山脉的身躯立马受了伤，山石外壳都被打穿，里面流出了炽热的鲜血。杜若被这一阵阵的爆炸给弄得脑袋晕乎乎的，但还是没忘记丢出大勺技能，朝着空间挖了一大勺后，他就找了块山石挡住自己。没办法，这个妖兽太恐怖了，跟外面的小垃圾不一样，如果自己挨上这么一下，就算不死，受个伤还是有的。其实穿山甲根本就没有被他吸引去注意力，因为爆炸声还在连续不断的干扰着他。刺骨的疼痛让他恼怒不已。紫色的雾气散去，穿山甲在那一堆堆小蚂蚁中看到了一个独特的身影，是那个熟悉的人族。他的眼底恼怒不已，这个人怎么这么烦？一个副本打了一遍又一遍，还让不让穿山甲睡觉了？江疏雨完全不知道这个妖兽已经觉醒了自己的意识，傀儡和魔法师都激动地朝他丢着技能，之前打下来的尸骸还剩下一半呢，可不能浪费了。山脉穿山甲出其不意地跳起来，4个粗壮的短腿朝着江疏雨的方向踩下，还是熟悉的配方。江疏雨的周围环绕了一圈黄泉元帅为他遮风挡雨，而被保护的江疏雨继续麻木地丢出枯骨烂炸，几千个技能同时放出，你还过来踩我，不是死得更快吗？江疏雨很想说出口，但他现在抓时间很急，早就受了重伤的穿山甲哪里受得了这些攻击，还不等江疏雨使用强化，他就不甘心地倒在了地上。可恶，本穿山甲才用了1次技能。他心头咆哮着这句话，但无人听见。这一次的收获除了武器不一样，其他全都没变。厉害，这次竟然才用了半个多小时。杜若咽了一口唾沫，不愧是玄武大陆最有希望的天骄，这样的人成长下去，怕是魔族和龙族都要疯狂了。此时副本关闭还有4个小时，那他们还能杀5次，应该能得到30块左右的女娲石。人族这一次大发了，接下来的几百年里，恐怕不愁没有陆地神仙了。待会儿出去后，魔族和龙族肯定会攻击我们，你直接选择进入副本，我用了时间符箓，别拖后腿。江疏雨说的简单粗暴，丝毫不客气。杜若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放心。2人立马退出副本，只在众人的视线里出现了不到2秒。魔族和龙族都惊呆了。龙族，你们不是说他们这次至少需要3个小时左右吗？怎么这么快啊？
你们魔族真不讲道理，我们怎么知道他们这次打副本这么快？都别吵了，此人杀了我们这么多龙族，肯定能耐不小。既然他实力这么强，那我们下次再拦住他就好了。是啊，不然再让他得上几十枚女娲石，以后还得了。我们魔族和龙族根本没有力量对付多余的陆地神仙。魔族和龙族很快就统一了战线，达成了一致。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他们都要聚精会神，守住带女娲石。而人族那边则是炸了锅。这是什么情况？他们俩怎么这么快？我的天啊，这个速度也太可怕了！在下佩服佩服。楚南州在心中乐开了花，这次竟然这么快，让魔族和龙族都出其不意。这样下来，近100年我们人族将不断拥有陆地神仙了。他越想越激动，期待着江疏雨再刷个4、5遍出来。江疏雨和山脉穿山甲再次重逢，才见面没多久，穿山甲又饮恨倒下了。江疏雨似乎看出了他眼底的不甘，实在不好意思，待会儿咱们还得再多见几面。杜若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小细节，大勺兴奋地晃动着，太棒了，太棒了！我们比上次又快了几分钟，看来还能再刷4次。没错，魔族和龙族估计更恨我们了。江疏雨点点头。第3次的速度完全出乎魔族和龙族的意料，他们都还来不及攻击，江疏雨2人又消失在了副本入口前。他娘的，怎么跑得这么快？下一次本魔一定要拿他们祭刀。本楼也是，气煞我也，怎么越来越快了？是不是副本出了问题？管他是不是出问题，还是这2个人有问题，下次一个都不能放过。魔族和龙族果然都恨得牙痒痒。早就有所准备的人族这边松了一口气，幸好他们进去得快，否则恐怕真的又要有一场大战了。下次应该就没那么好运了。楚南州沉声道，其他人也语气低沉，但已经做好了决定。我们拼死都要保护好他们2人，为了人族。现在3方阵营已经变成了2方阵营，2方的杀气都滔天，就等着一触即发的大战了。人族这边丝毫不惧，只要未来几百年人族能再出陆地神仙，这点牺牲算什么？他们再次团结一致起来。第4次，江疏雨索性让傀儡扛着自己朝前跑，免得自己拖后腿。你为了缩短时间，真是无所不用其极。骨头架子搁着不疼吗？不疼。江疏雨嘴硬得很，这点疼痛算什么？只是硌一下而已。真男人，绝不屈服。而这次，山脉穿山甲在听到轰隆隆的脚步声后，早就翘首以待。就算江疏雨给自己道了歉，他也绝不原谅。真当本穿山甲是泥巴捏的吗？吼！江疏雨一行人刚出现在他的视线中，他的吼叫声就将所有傀儡、魔法师，甚至黄泉元帅吹到了天空之上。还不等他们落地，穿山甲已经冲到了江疏雨的眼前。他石头组成的眼睛牢牢地盯着他，让江疏雨打心底里发毛，一股恶寒油然而生。臭小子，你这么欺负我算怎么回事？江疏雨满头问号，心中有了猜想，但依旧嘴硬，但语气里的心虚毫不掩饰。我不是跟您道过歉了吗？道个歉管什么用？你还不是继续来杀我了？可……江疏雨尴尬地咳嗽一声，没办法吗？我这不是需要女娲石吗？别的妖兽又不掉，你个臭小子这么诚实，本穿山甲怎么下得去手？您现在本来就下不了手吧？江疏雨说出这句话后，就遭受了穿山甲的一记眼刀。这个副本是有级别限制的，您现在觉醒之后，实力肯定超出了 LV72，要是现在就杀了我的话，还见。江疏雨没有再说下去，因为穿山甲的眼眸里已经流光不定了。呵呵呵，穿山甲冷笑起来，臭小子，没想到你这么聪明。本尊就实话告诉你吧，这是本尊的分身。所以前辈，您出来把我的队友打晕，又把召唤生灵都震飞，是想说什么？看你一点都不意外的样子，真让我恨得牙痒痒。这样倒是让我起了兴趣，想和你进行一场交易。什么交易？穿山甲似乎皱起了眉头，然后纠结道：等你到海界的最中央再说吧，我在那里等你。江疏雨瞪大了双眼。穿山甲立即补充道：对，就是你想的那样。话音落下后，穿山甲就化为了一道道浅蓝色的流光，融入了虚空之中，而副本的出口也出现在了江疏雨的旁边。江疏雨松了一口气，还好那个山脉穿山甲不是真的想杀自己，否则他恐怕走不出这个副本。没想到正中心的那个妖兽如此恐怖，难怪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人杀掉过他。拥有智慧的黄级妖兽谁杀得了？他心中不禁啧啧起来，看来一直没有人杀过，就会诞生出完整的灵智啊！这种 bug 太刺激了，也难怪鬼车拥有智慧了，估计许多人想杀都杀不了，毕竟那家伙有凤凰血脉，还会涅槃。等他进入内环区域的时候，肯定要把鬼车宰一顿，不然自己亏大发了。此时，他所有的召唤生灵和杜若都醒了过来。嘶，我的头怎么这么疼？刚刚你摔了一跤就晕过去了，副本出了状况，王级妖兽消失了。江疏雨将刚才的事情隐瞒下来，如果那个黄级妖兽想让别人知道的话，就不会把杜若弄晕了。什么？这么罕见的事情我都能遇到，什么运气啊？说完这句话后，杜若突然想起什么，惊呼起来：那我们岂不是打不了女娲石了？待会出去小心点，准备打架了。江疏雨风轻云淡的开口：笑话，本尊都出现了，还打个屁啊！再打就要把他给宰了吧。倒是陆地水晶自己用了一个后，现在手里有4个闲置的，出去后还得处理。唯一坑爹的就是他没有觉醒技能。话说你的大勺技能用在魔族和龙族身上会掉什么？不知道哎，杜若都惊呆了。他该不会想对魔族和龙族动手吧？也是，他的实力这么强，不是没有那个可能。那待会儿用下试试吧，包在我身上。杜若猜到了他的用意，一口答应下来，壮志豪情。此时，因为山脉穿山甲的本尊出现后，
整个副本入口爆发出十分强烈的光芒，副本外面都炸了锅，说什么的都有。人族这一边主要都还是担心，也不知道江团长会不会出事。若若，你可千万不要出事啊！龙族和魔族这边则是揣测连连，说好说坏的都有，里面不会出现什么异宝吧？也有可能是他们打副本失败了，但愿他们死在里面。就在三方人马讨论之间，副本入口突然扭曲起来，出来了，出来了！杀了他们！魔族和龙族激动不已，宰杀那2个修士的时间到了，这一次放过他们，肯定又要再进副本。还没等2个人影出现，魔族那边已经丢下了一个阵法，将副本入口方圆100里都笼罩起来。这个阵法隔绝了瞬移符箓，一个人族也逃不掉。人族那边也早有准备，保护他们。在魔族和龙族动手的千钧一发之际，人族也向那边跑去。楚南州冲在了最前面，抵挡在副本前，并且开启了护盾，挡住了魔族和龙族的第一波攻击。龙族那边有好几十个远程攻击，什么剑、法术还有魔法呀，全都杀了过来。这些龙族至少都是 LV60，攻击力惊人，技能威力也极大，笼罩住的范围也不容小觑。人族这边同样也不弱，远程攻击全都落到了魔族和龙族那边。只是他们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缺点，不能飞。楚南州的护盾抵挡了一波上百道攻击，很快就破碎开来，电光石闪，下一个护盾就挡在了他面前。但是李奇云的这个护盾也没撑多久，1秒就破碎了。2人对视一眼，再次各自释放出其他的护盾技能，一个想保护江疏雨，一个想保护杜若。突然2人身上出现了一套6段甲，看到这一身熟悉的铠甲后，他们同时松了一口气。谢谢2位。江疏雨熟悉的嗓音从身后响起。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2人心里都清楚，只要江疏雨能出来，这场战局就已经注定了，胜利者只能是人族，是那个可恶的人族。大家一定要把他杀了，不能让女娲石流到人族那边，这样的话所有人都得杀。放心吧，这些人族已经是瓮中之鳖了。瓮中之鳖？江疏雨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唇角嘲笑的勾了起来。谁是瓮中之鳖还不一定呢，把他们弄下来。此言一出，楚南州身后的奥术师立马就丢出了技能，空间开始排斥起一切存在。龙族和魔族顿时不能飞了，纷纷掉落下来。这些人族里面竟然有禁飞技能，他们都不是3阶修士，肯定撑不了多久。放心吧。就是这些弱小的人族打得过我们吗？笑话。这2个种族很会安慰自己，毕竟知道人族这边可以让他们全军覆没的魔头或者龙早就去地府报道了。还没等这2个种族落地，哗，地面上闪现出了13支军队，上千个傀儡和魔法师，煞气滔天。难怪那个人族小修士可以那么快打完副本，竟然有这么多召唤生灵。我们失算了。放心吧，这些召唤生灵就算数目再多也很弱，外人只能看到没有被增幅过的数据。江疏雨心中嘲讽地笑起来，希望待会你们还能这么想。魔族和龙族刚掉进军队中心，江疏雨就触发了强化技能，他眉心处的文字漫出金线，瞬间给大军增幅。杜若也毫不客气地施展了大勺技能，但魔族和龙族哪见过这个阵仗？为什么我们身体里会有流光流向那个人族？你问老子，老子怎么知道？啊，好痛啊！很快，这些魔族和龙族就没有力气聊天了。人族这边的阵营只听见军队包围着的那些魔族和龙族嚎天动地，震惊全场。在他们的眼里，天空都是五光十色的魔法攻击，上面的气息惊人，就连他们都不敢上前接住。砰砰，又是熟悉的爆炸声。几秒之后，此地鸦雀无声。咕噜，没见识过江疏雨这样简单粗暴攻击的人，都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江疏雨和杜若的积分都在疯狂增加，这下江疏雨就成了红纹一花的团长，杜若也一跃从绿纹3花成了红纹。但这只是小事而已，因为江疏雨原地升级了，一道光柱落在了众人的视线中，这样的因祸得福令人羡煞不已。但主角更关心的是，枯骨烂炸也到了 LV5， 可惜不能在内环区域用。他在心头重重的叹息了一声，太克我了。亡灵傀儡们熟练地扒拉着龙族身上的武装，江疏雨则好奇地看着收到的提醒。以前杀龙族和魔族都不会掉东西，这次得益于美食家的技能，竟然掉落了伪装魔器和低级龙族精血。伪装魔器可以让人族在1小时内身上都是魔族气息，让魔族无法识别，而低级龙族精血却可以打造出军队武装来，也可以制成某种治疗药。可以啊，都是好东西啊。以往他杀魔族最多也只能杀出魔血来，哪有这么好用的东西？龙族更不用说了，抠抠搜搜的，杀完之后啥也不掉，搞得他只能打他们武装的主意。是鸿蒙技能，羡慕哭了，当场升级到 LV41。别羡慕，羡慕不来，咱们没有那实力。这海界危机四伏，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扛过那10天的，这还用扛吗？400多个魔族和龙族在他手里就跟鱼肉一样。用了2个陆地宝石之后，江疏雨有了2枚祝福宝石，他和杜若都用了1个陆地水晶，现在还剩下4个陆地宝石、4个陆地水晶，还有15枚女娲石。江疏雨可以预见到这些东西即将成为人族的战略物资。和众人打完招呼后，江疏雨独自离开了。杜若扛着大勺目送着他远去，虚空收纳域里静静地躺着一个子母阵盘。如果找到了海龙宫，他就会联系江疏雨。他很期待再次和他一起并肩作战，那感觉太疯狂了。江疏雨漫无目的地继续寻找着海龙宫。龙丹这个东西他势在必得，只有这样才能第2次觉醒天赋。也不知道觉醒3个天赋会成为怎样的强者，但至少很可怕。
不然怎么说一个3天赋神话修士可以庇护人族100年？他一边走着，一边看芥子空间，又可以继续补充元帅了。14个军队，边走边补充也还算快。10日后，江疏雨已经把军队补齐了，途中还遇到过龙族和魔族。龙族嘛，稍微骗一下，刺激一下，就会乖乖上门自投罗网。但是魔族就比较精了，跟老油条似的，一看到他的军衔，立马就跑路，搞得他抑郁不已。什么嘛，这么不好骗，是不是聪明了点？就在他暗暗吐槽的时候，不少魔头已经把这个事情传回了魔窟，以致后来3个种族都知道有江疏雨这么一个怪胎在那个区域周边游走，一个人带着一群召唤生灵。起初知道这么个异类在的时候，有些魔头还跃跃欲试，可是一想到那军衔，搞不好自己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就放弃了。一群魔鸦在魔窟的天空之上飞行着，向柳仙的宫殿飞去。没过多久，一团火花就悬浮在宫殿外面。他厉喝一声：“柳仙，你给我滚出来！”着，一道冷艳的声音从宫殿内转了出来，唰的一下，一个人影就出现在了那团火花前。你是不是有病，在这个点来吵本仙睡美容觉？你别给我打岔，我来找你是什么事，你心知肚明。哼！柳仙冷笑一声，有些不耐烦，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本仙还困着呢。你明明知道江疏雨在海棠秘境，为什么不告诉我？卓的声音气得颤抖起来。哦，告诉你，敢问卓大人是我什么人？这点小事告诉你干嘛？柳仙的笑意泛着冷意，很快就一脸魅惑，将他的蛇尾向前探出，戳了下那一团火花中的下巴。除非你来陪本仙一夜，想要知道什么，本仙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团火花里的人影嘴角抽了一下，赶紧迅速避开。你不要胡闹，他是我们魔窟的劲敌，必须提前扼杀。卓不敢招惹柳仙，因为他的实力不够，如果2人打起来，就算柳仙把自己吞噬了，别人也不会说什么。哼，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动过手？柳仙生气地抱着胳膊，派出胡狼和血祭火龙魔族的法子我都试过了，但就是杀不了，那小子命硬得很。那团火花沉默了良久，可以把他现在的情报告诉我吗？柳仙打量了他好几眼，最终还是丢出了一块魔石给他，东西给你了，别再打扰本仙睡觉了，否则……话语没有说完，人已消失，但空气之中充斥的杀气吓得周围的小魔都四散开来，十分明显。魔王夺得了想要的东西后，也不再纠缠，迅速离开了此地。海剑，江疏雨越走越麻木，甚至不知道自己走完一圈没有。此地的妖兽跟外面的副本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刷新，根本杀不完。等到了 LV104 成为神话修士后，他才能去花界，也不知道这段历程还需要多久。他只觉得心好累，累死累活1年了，现在才 LV41，以后需要的经验值恐怕会更多。才这样想着，他又升级了，开始补充起下一支军队的大业。但因为现在数目过多，每个军队都要率领410个部下，江疏雨至少也要花1周才能把他们补充完。要是等到了 LV47 还没有找到，我还是打道回府吧。他还记得要拜入神道峰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还要踏入2阶，不能因为寻找副本耽搁了。反正觉醒天赋这一块还有蛇人之心垫底。他一个劲的嫌弃自己每隔将近1旬才升1级，虽然知道不太合适，但是跟姐姐相比，系统给他的天赋确实在升级这一块菜很多啊。如果他用姐姐的天赋，恐怕就会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神话修士了。忽然，海水的气息浓郁起来，还伴随着龙族的气味闯入了他的鼻尖。海龙宫，这气息和海龙宫十分相似。江疏雨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没想到这么久才找到。他赶紧朝前方跑去，越跑越觉得自己忽略了什么东西，直到看到天上的流光，他才想起来，没有天地异象。江疏雨的第6感十分敏锐，总觉得这是个什么陷阱，但对海龙宫的渴望超越了对危险的感知。要不还是去确认一下吧，万一是副本还没有成型呢？他说服着自己，果然看到了一个副本入口正在凝聚，天地异象也在他到达的这一刻缓缓出现。江疏雨顿时松了一口气，没想到竟然真的在凝聚。他丢出了探测术，可是副本入口立马炸开，化成了一个蜘蛛网形的结界，笼罩住了他。丫的，果然是陷阱！探测术落下的地方只剩下了一枚龙丹，那枚龙丹是已经使用过的。锵锵锵，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江疏雨立马和脑海中的一个声音对了起来。魔王卓，我一个小小人物竟然能劳得魔王大驾，真是荣幸。一团火焰的虚影出现在了他面前，但就算只是虚影也不容小觑，不过总比分身来好，这说明他还有机会逃跑。哼，本魔就留些这点时间给你废话吧，反正你都要死了。江疏雨拧起了眉头，这个结界之中什么都没有，他怎么死？饿死吗？锵锵锵，卓又狂笑了起来。本魔王会欣赏你如何变成一个傻子，然后再被杀死，千刀万剐。哦，你这么恨我吗？江疏雨一边说着，一边召唤出黄泉军队，将自己保护在中间。本王当然恨，所以你就乖乖去死吧。魔王卓的声音激进疯狂，结界之中逐渐出现了一层浅浅的薄雾，江疏雨的视线也越来越模糊。渐渐的，江疏雨就连包围在自己身边的亡灵傀儡都看不见了。江疏雨索性派了一个小队的傀儡去外围打探情况，结果发现结界将近方圆1公里，里面全都被雾气笼罩。难不成这个雾气会杀人？他的表情逐渐古怪起来。6段架、隐遁和御遁什么反应都没有，这到底是什么招式？他懒得再细想，让亡灵傀儡们挥剑攻击结界，想把这个结界打破。随着他的思考，呼吸的量越来越大，不少雾气都涌入了他的身体之中。他的记忆突然倒退起来，时光渐渐回溯，但是他回溯过的事情竟然都神奇地消失在了他的脑海之中。
到了最后，他竟然只记得觉醒修炼之道的那一日。他站入了阵法之中，光芒在他身上流转，他似乎看到了无数的火山在喷发，海水滔天。在那猖獗的海水之中，冒出一个又一个傀儡，为首的那个傀儡手指上有一团漂亮的蓝色火花。咻！一道蓝光从他眼前闪过，他突然感觉自己身上被什么灼烧了，好温暖的感觉啊！他身上的朱雀副本令突然窜出一道深红色的火苗，朝着他的脑海中冲了过来。轰！江疏雨的脑海之中一片炸响，他突然苏醒过来，他惊恐地瞪大眼睛，仔细地检查着周围。他依旧待在海界，周围的天空和空气都是浅蓝色的，但有一点不同的是，自己身躯之中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被灼烧，惨叫不止。江疏雨奇怪地蹙起眉，突然想起来自己刚才经历了什么，心有余悸。如果按照刚才的幻境走下去，恐怕他就会失忆，真的变成一个傻子。现在他身体里被朱雀副本令中的红火灼烧的东西，是名为幻骨的诡异存在，他们会一边侵蚀着意识，一边灼烧身体。原来想用这种东西对付我。江疏雨嘲讽地轻笑一声，指尖勾出一簇魂火，就朝着身体内丢了进去。那一簇魂火很快就蔓延在了他全身，和朱雀之火一同将幻骨灼烧。幸好有那个小弟弟送给我的东西，原本还以为只是个副本令而已，没想到竟然救了我一命。他心中顿时出现了无限感慨。啊！魔王卓看到这样的画面，根本接受不了，他疯狂地大喊着：“你为什么会有朱雀火？还有你的魂火，为什么也能烧我的幻骨？朱雀火即便在朱雀大陆也没多少人可以随意使用，江疏雨竟然有这么好的运气，玩火是吧？”江疏雨轻笑起来，看来这家伙上次没被自己的魂火折磨够。他把魂火丢在了凭空出现的虚影上。啊！虚影也是他的神魂之一，自然能够把这边受到的痛苦传到本体中，灼痛不欲生地挨着这一切。因为他那来自灵魂的痛需要宣泄，他发疯地寻找各种能够宣泄的东西，他的宫殿震颤起来，各种东西破碎的声音响起。噗！江疏雨眼前的结界突然消失了，一块泪珠般的深紫色石头落了下来，滚到了他的脚边。他蹲下身将其捡了起来。这个东西叫魔王泪，凝聚了魔王的力量，但不知道有什么用。结界是破碎了，但是环绕在他周围的雾气还没有消散，如果让其他人族碰上了，恐怕很难对付。江疏雨索性丢出魂火，把这些雾气全都灼烧了一遍。魔窟灼在地上翻滚着，他坐下的魔头都战战兢兢地跪在了地上。刚才江疏雨那一下可不为不狠，一连放了好几次魂火，让他痛不欲生。在灼有所减缓之后，那几个魔头才敢跑过来，关切地问他：“魔王大人，您还好吧？”魔王卓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眼底划过一抹阴暗，魔气就弥漫开来，将这些魔头全都束缚起来。噗噗，一连好几声，几个大魔头就消失了。本魔王如此狼狈的事情，怎么能让你们知道？他的语气凶狠，眼底都是杀机。江疏雨，本魔王一定要宰了你！海剑。江疏雨仔仔细细地把方圆1公里全都烧了一遍后，又走到刚才结界没有包裹住的方向，全都扫了一遍。这些蛊虫真的太诡异了，6段甲、玉盾和影盾都察觉不到他们的攻击。看来回去之后还得多调查一下魔族这些古怪的东西，搞得像苗疆一样。他无奈地叹息摇头，谁能想到游戏策划的脑洞这么大呢？而且自己现在连2阶都没有踏入，就惹到了2个魔王，现在就接二连三的来找自己麻烦，以后的日子恐怕不太平。不过我会越来越强的，谁想拦都没用。在他清理完后继续出发时，虚空收纳狱中的紫阵盘亮了起来，提醒着他。江疏雨眼底一喜，有海龙宫的下落了。他立马收起了黄泉军队，换上一套6段甲，用精神力触发阵盘开始传送。光是传送的这段路程就花了好几分钟，距离足以媲美从玄武大陆到边关了。看来秦初征这段时间都在外围附近，还没等他落地，他就感受到了刚才上当受骗时一模一样的气息，而龙丹的气息也十分浓郁。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战斗波动。他眼前一亮之时，已经站在了秦初征撑开的结界之中。凤凰也惊喜地看着他，挑眉跟他打招呼。什么情况？他开门见山道。现在3个种族都已经来人了，正在副本入口前打。秦初征淡淡开口，目视着不远处。江疏雨也随着他的视线看到了至少数百个身影，3个种族都在拦着其他种族进入副本，而周围星河旋落，流月若人间暮帘，天地异象，3族大战，副本入口，就是这个味道。江疏雨欣喜地丢出探测术，看到了海龙宫为 LV64， 难度有3种，那么他可以选亚洲级了。果然，秦初征浅笑嫣然，叉着腰，姐靠谱吧？师姐最靠谱。等等，先别拍马屁，我得跟你商量一件事儿。你要是打副本的时候有多余的龙丹，可以给我1、2枚吗？当然没问题，这点报酬是应该的。江疏雨一口答应下来，反正他也要打许多次副本。秦初征就没打算进去 ，LV64虐他跟虐菜一样，他才不想自找不快。行了，快进去吧。秦初征催促道。这个副本存在的时间不知道有多久，要是突然消失了多亏啊！等等师姐，我喊个人过来。江疏雨立马取出了母阵盘给杜若传信，有了杜若他就能多拿一点龙丹，到时候也好分给西西。秦初征抱着胳膊，不明白他要喊谁，毕竟百里奚不在此处。几分钟后，他就看到了一个扛着大勺的女修，忍不住惊呼出声，竟然是美食家。他掩着唇啧啧感慨，你这是什么运气，竟然连这样的人都能遇到。江疏雨浅笑道，小运气。秦初征回应了他一个白眼，你这么快就找到海龙宫了？杜若兴奋地看着远处的海龙宫副本，之前我遇到的那个海龙宫是 LV66的，根本打不过，
这下有你肯定可以了。这是我师姐找到的。江疏雨点头，我们走吧。秦道友你好。杜若豪爽地打了个招呼，让秦初征好感倍升。杜道友好，只要不是跟西西抢人的就行。江疏雨给三人套上了6段甲后，就让秦初征离远点，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倒是杜若这边早早的就准备好了高级瞬移符箓和各种红蓝药、紫药。江疏雨直接召唤出2个大军，朝着3个正在交战的阵营冲了过去。这是黄泉军队，江疏雨来了。糟糕，那个人族来了！浓郁的我族怨气，究竟是什么人？龙族和魔族立马反应过来，虎视眈眈地盯着黄泉军队。平日里他们偶然落单碰见江疏雨，只有逃跑的份，但是现在他们人多势众，想要解决一个人族还不是小问题。再说了，跟江疏雨比起来，阻止眼前的这些人族算什么？这些至少都是 LV66的魔族与龙族，把矛头都指向了江疏雨。人族这边丝毫不担心，江哥的实力岂是你等凡龙凡魔能猜测的？轰！鬼灵魔法师早就抛出了技能，落在了这些跑过来的2族身上。亡灵傀儡也向前冲锋而去，挥剑砍下，绿光大盛，840个召唤生灵密密麻麻的，和这些龙魔比起来丝毫不示弱。他的实力果然同传闻中一样恐怖，大家小心，后退，拉一下距离。龙魔2族瞬间被打傻了眼，立马后撤了一些。杜若扛着大勺，一脸自豪，有种狐假虎威的感觉。第一次交战，2族就被逼退了，有大军开路，2人安全无恙的进入了副本。人族那边有机对机灵的，立马跟着冲了进去。江疏雨的身影消失后，军队也都消散了。人族这边瞬间少了一半，在3族之中呈现弱势，他们大眼瞪小眼，最终只能放弃后撤，在远处观望。接下来副本入口就只剩下龙魔2族相互干瞪眼了，谁也不想让谁进去。人族胜。当2族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索性也不纠结了，一起冲了进去。剩下的那一半人族有将近10支队伍，他们哪里还不明白这是赤裸裸的机会啊，必须抓住。很快，副本入口前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只有微风吹过。咕噜，秦初征咽了一口唾沫。按照家族中的内部记载，每次海龙宫出现都会惹得一片腥风血雨，3族损失惨重。这一次却因为江疏雨这个变数，竟然毫无伤亡，似乎只要有他在，就没什么不可能的。哒哒哒，呼呼呼，天空和地面都传来了声响，恐怕很快又会聚集齐3族。秦初征又跑得远了一些，索性找了个山洞口站在远处观望。可事情完全没有照他预料的那样发生。3个种族的每一支队伍到副本入口前时，都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到的，立马冲了进去。海龙宫，江疏雨2人进入副本之后，立马就闻到了鼻尖清新的海水味道，比入口散发的味道更加浓郁。但附近都是冰川，温度降了不少。所幸2人身上都穿着6段甲，这点温度不足以形成干扰。听说海龙宫完全照搬了龙生九子的故事，每次进来遇到的种类都不一样，但这个种类是按元素分的。待会儿继续像上次那样配合。江疏雨话音刚落，就得到了回答，没问题，技能随时准备好的。江疏雨淡淡点头，就看着眼前的洞穴。2人只要能够解决里面的 BOSS， 就能够获得龙丹。呼，冰冷的寒风席卷了大地，冲刷着2人的脸庞，6段甲立马闪过一道暗芒。看来这个风有攻击，这是龙息。杜若一脸菜色。江疏雨没说什么话，朝着洞穴中走了进去。整座洞穴里面到处都布满了冰晶和冰霜，到衬托的周围亮晶晶一片。里面的龙还在沉睡，他的呼吸果然就是刚才吹出来的风。江疏雨感受着他的气息，就已经评估出了他的实力应该和柳神差不多，能对付。沉睡中的龙睁开了双眼，看到2人的时候，眼底有一抹厌烦。这些小蚂蚁怎么就爱打扰龙睡觉？ LV67 雪海龙亚洲级 BOSS， 总体数据45万，确实和柳神差不了多少，而且对水系免疫 ADAP 减伤 50%。 有3个技能，其中一个冰冻是控制，不过现在控制技能对江疏雨来说也没什么用了。15个军队整整齐齐地出现在了这片巨大的洞穴之中，颇有些排兵布阵的意味。增幅状态立马就加好了，鬼灵魔法师们早就整齐划一地举起了法杖，丢出他们的魔法技能。轰！整个冰晶山洞之间都是七彩光芒，绚烂不已。而亡灵傀儡们也都跟着冲了上去。打哈欠的龙吟声才到一半就中断了，因为眼前突然出现的这个阵仗还是把他吓了一跳。魔法师们的技能都落在了他身上，他盘踞着的身子上鳞片闪烁，挡住了一道又一道攻击。等傀儡们的剑就没那么容易挡了，在魔法攻击的基础上，这些剑竟然砍破了他的鳞片。杜若看到他变强，眼睛都亮了，看来分龙丹有希望了。雪海龙鼻子抽了一下，想要怒吼，却被无数道魔法打入了嘴中，呛得他连技能都放不出来。关键这还不是最气人的，傀儡们竟然顺杆子往上爬，抓住了他的龙鳞，踩在了他长长的身躯上。紫色的雾气环绕在他周围，这些伤害瞬间被加倍了不少。雪海龙伸长了身子，但他越伸展，身上的傀儡就越多了。他生气地拍下爪子，摇晃着长长的身躯，却根本不能把这些死缠烂打的小蚂蚁给甩下来。傀儡们倒是聪明，龙鳞翘起的瞬间就顺势把手探了进去，牢牢抓住。这下弄得雪海龙更疼了，他的尾巴甩得更用力起来，反而给了傀儡们抓住他尾巴上毛绒的机会。一时之间，血花飞溅，空气中的寒霜都凝结成了冰晶，洞穴之中下起雪来，雪落纷纷，本该是一场美景，但碰到傀儡或者龙的时候，就立马结成了冰块。傀儡们的速度肉眼可见的越来越慢，黄泉元帅们立马施展全体进化技能，2人身上的6段甲闪烁着暗芒，将这些攻击挡下。但下一瞬，
空气之中的冰晶凝结得越来越大，朝着傀儡们刺来。嘣！这些冰晶落在傀儡身上，就把它们冻结住了。雪海龙直接飞到了洞穴上方，那里有个坑。江疏雨不担心他会跑，就是觉得自己不会禁飞技能真烦。漫天的风雪继续刮着，傀儡们反复在被冻结和被净化这两个状态中跳转。江疏雨还想着多刷几次副本呢，怎么可能让战局僵持下去？于是，一簇小火苗从他的指尖窜出，朝着傀儡飞了过去。吼！雪海龙疼得在天空上扭曲不止，仇恨的目光也对准了江疏雨，但他偏偏就不下来，人就在半空扭曲着，抢先忍着疼痛。整个洞穴开始摇晃起来，石壁上的冰晶都脱离下来，朝着江疏雨飞去。龙的技能施展开来后，空气中的冰雪都炸开，砸在了江疏雨身上。还有点威力。江疏雨眯起了眼睛，收起了心中轻视的想法。这些冰雪不断砸着，渐渐凝成了冰霜，覆盖在六段甲身上。江疏雨索性给二人都换了一套六段甲。爆炸一直持续着，没有要消退的迹象。不行，这样下去傀儡们肯定会被冻到的，甚至连整个洞穴都会坍塌。江疏雨立马把军队全都收了起来，洞穴果然已经有了摇摇欲坠的感觉。二人对视一眼，各自撑开防御护盾。嘣！巨大的爆炸在整个洞穴之中发生，还没来得及收起来的傀儡都被炸死了。江疏雨被空气中的波动炸得倒飞出去，六段甲直接破碎，芥子空间中的召唤生灵成片死去。这还是在隐遁的伤害抵消效果发挥的情况下，竟然弄死了我300多个傀儡，有点东西啊！整个洞穴都塌得差不多了，石壁上的冰晶也都被炸得稀碎。看来他的这个技能也只能用一次。一旁的杜若倒是没什么事，1000倍的防御力有事就怪了。一阵龙吟声从他们的头顶传来，杜若眼睛一亮，此时这条龙这么虚弱，他完全可以使用技能了。他身子下蹲，蓄势之后冲天起，落在了那条龙的身上。大勺一锤，雪海龙顿时眼冒金星，从半空中掉了下来。江疏雨立马反应过来，把军队全都召唤出来，全体使用技能。魂火和千仞鬼域也立马丢了出去。一道道流光从长龙身上飞到了杜若的身体之中，技能已经施展完毕。被敲晕的这几秒，雪海龙已经遭受到了好几轮攻击，鳞片都被打破了，流出血来。吼！龙吟声有气无力，哀嚎着最后一声。击杀 LV67 雪海龙，经验加6700000，获得龙丹星号8，大勺技能加成翻倍奖励。谢谢你，功劳挺大。江疏雨把玩着手里的龙丹，心中欢喜。早就听闻了龙丹，现在竟然就见识到了。不用客气，应该的。杜若豪爽的摆摆手。两人出现在副本入口前时都傻了眼，因为此地已经一片空旷，让他们做的准备都打了水漂。此时他身上的紫阵盘亮了起来，里面传来了秦初征的声音：快进去吧，刚才你们打破了平衡，龙魔二族也不斗了，全都跟着进去了。好的师姐。江疏雨了解来龙去脉后，转身就使用了高级时间符箓，还剩下498次，也不知道能不能全部用完。二人进入副本后，到处都是刺眼的圣光。杜若心头一跳，糟了，是最难对付的圣龙。江疏雨眉头一挑，那我更要看看有多难对付了。杜若原本还想劝阻，但见他这样，怎么都说不出来。这一次，二人没在洞穴之中多耗费时间，直接朝着洞穴尽头跑去，几分钟就到了。整个洞穴之中都充满着亮光，圣龙盘踞在他的巢穴之中，打着瞌睡。他的体型比雪海龙大得多，恐怕100米都有了。每一片龙鳞都散发着光芒，整个躯体都像坚硬的铠甲。感受到有人闯入，他也只是懒散地睁开了双眼，丝毫没有动作。LV67圣龙亚洲级 BOSS， 总数值达到了50万，高攻高防，而且 ADAP 减伤都是80%，果然比之前那个还要难对付。江疏雨赞叹起来，但心底已经沉了下去。这次他估计又要损失更多的傀儡了。就在他要动手的时候，圣龙已经咆哮着，大大的龙头朝他飞来，准确来说是整条龙朝着傀儡飞去，用自己的身躯去撞这些小蚂蚁。顿时江疏雨就感觉到不少傀儡已经消失了，他瞬间眼抽抽，圣龙这么掉价的吗？居然还主动朝他攻击。但圣龙根本没有理会他，他的撞击很快就停了下来，眼底闪过一道流光，整个洞穴开始颤抖起来，空气之中的圣光似乎凝固住了时空，军队根本收不回来。什么鬼？这次的洞穴爆炸比上次的更加疯狂，就连地面也炸裂开来，冲击波一道一道的，就连他也动弹不得。倒是他身旁的杜若施展着护盾技能，笼罩住了二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江疏雨心一横，直接发动了强化技能，大军的战力突然爆发开来，光芒的束缚对他们来说失去了作用。傀儡和魔法师都丢出了技能，黄泉元帅们也在不断施展全体治疗。杜若咬着牙朝着前方跑了过去，现在他身上已经没有护盾了，冷却时间还没到。圣龙看着他不断丢出攻击干扰，但没有一个落在他身上。江疏雨都惊呆了，闪避率这么高的吗？杜若跑到了圣龙面前，举起大勺向前方一挖，大勺技能施展成功。但是圣龙也怒了，他直接扭曲了一下身子，身后的尾巴朝着前方扫来。杜若速度不够快，躲也躲不了，索性选择了攻击，还是刚才敲晕雪海龙的技能，直接朝着他的龙头打去。砰！杜若被尾巴扫飞，摔到了墙上，六段甲有了碎裂，但并未完全破碎。但是圣龙也好不到哪去，他也被敲晕了。江疏雨赶紧给杜若换了一身六段甲后，迅速丢出魂火，不断补充起来。在圣龙被敲晕的这段时间，整个军队就一直丢着技能，十分迅速。
而圣龙的血条也在疯狂倒退，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逐渐溢出血来。在满眼惊心中，圣龙死了。击杀 LV67圣龙，经验加6700000，获得圣龙钥匙，获得龙丹星号12，技能翻倍。圣龙钥匙是进入另一个副本圣龙之地的东西，但这个副本位于唐界，竟然打出除了龙丹以外的东西，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杜若啧感慨着，看着那一个长龙形状的龙符，这东西你也不知道？当然不知道了，谁能打得过圣龙啊？这一次杀圣龙只用了8分钟，但这是在使用了强化技能的前提下，看来今天我们可以多刷好几十次了。杜若十分兴奋。两人一次一次刷着副本，几乎都在半个小时内就解决了。小半天下来，二人已经刷了8次副本，每一次至少都能获得6颗龙丹，最多的时候12颗，收获颇丰。副本快要消失了，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江疏雨看着副本的情况，皱起了眉。那我们快进去吧。杜若刚想上前一步，却发现江疏雨丝毫没有进入副本的意思。他表情古怪，你这是做什么？江疏雨勾唇一笑，抢劫。秦初征在远处看到他们没有进副本，直接飞了过来。你们怎么了？道友，你师弟说他要抢劫。杜若表情古怪的不能再古怪，秦初征却淡淡点头，十分平静，取出一张符箓丢在了副本入口上。人族有20个队伍在里面，魔族18个队，龙族17个队，龙魔2族差不多有400个。道友，你这是助纣为虐啊！杜若在心中怒吼着，却没有说出来。待会记得放技能。江疏雨的话音落下后，杜若便勤勤恳恳的点头，放心。与此同时，秦初征也加入了小队伍，现在就只等着副本消失了。入口扭曲了一瞬，一支队伍走了出来。这几人刚看到入口前蹲着这么多傀儡，每个用双手高举着剑，差点没吓得转身就要走。但还好，这些傀儡并没有要动手的意思。诸位前辈不好意思，副本只剩下半个小时就要关闭了，还请你们离开。江疏雨淡然开口，你说半小时就半小时，我们就是要再刷一遍。是啊，副本又不是你家的，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江疏雨皱起了眉毛，这些人这么不讲礼貌的吗？而且你们至少都打了几个小时，真以为半小时自己能解决吗？他还想再说什么，这支队伍的领队就走上前来，朝他抱拳。不好意思，我们这就离开。那领队说完话后，就转身看向他的队员，走，别添乱。傀儡们立马让出了一条道路。领队，我们为什么要让他？他一个小屁孩，有什么可豪横的？就是，而且还要赌副本，也太嚣张了。那领队叹息的摇摇头，江疏雨你们知道吧？他就是那个在修士大会天骄战独霸鳌头的人。而且刚才我看了，副本确实只剩下半个小时就会消失，我们打得过吗？众人瞬间被噎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有一个人犹犹豫豫的开口，他该不会是想赌着龙魔2族吧？领队立马给他抛去了一个赞赏的眼神，这一下谁还不懂？顿时有不少人都想吃瓜，悄悄地藏在周围。又有好些人族队伍提前出来，杜若直接当了江疏雨的嘴替，和和气气的把这些人劝退。当然也有人不服气，觉得自己剩下的时间内还可以打一次副本的，扭头就进去了。江疏雨也不管他们，反正副本消失的时候他就乱丢技能，要是这些人被误伤了也不关他的事，他只能说自己会小心控制。期间有龙族和魔族出现，直接被技能秒杀了。秦初征就在天空上准备着，随时防止那些魔族龙族逃跑。副本消失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嗡！就在副本突然泯灭的那一刻，里面的3个种族都出现了。江疏雨的强化技能早就急不可耐，立马施展出来，而杜若的大勺技能也正热乎着，直接丢了出来。但因为他的技能冷却时间还要10几秒，只能施展1次，而江疏雨的目标是几秒内就解决完这一群。亡灵傀儡和鬼灵魔法师们同时施展出技能，朝着那一群影子丢了过去。惨叫声连连一片，几千把剑都爆发出绿色的光芒，各种魔法也都交织在一起。龙族和魔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这样的埋伏他们怎么受得了？江疏雨还嫌速度慢了，如果不是因为那些碍事的人族队伍，他早就直接枯骨烂炸，全部炸死了。躲在树林之中的其他人族心底都咯噔一声，心中暗自庆幸起来。如果他们没有听劝，那么现在混杂在龙族魔族之中，因疼痛惨叫的人族就是他们了。再看那些龙族和魔族的惨样，个个都流着鲜血，头破血流，太变态了。这些异族可至少都是 LV60啊！江疏雨说宰就宰，就是你看到那些被剑砍伤的没？啧，估计这些魔族和龙族打到龙丹以后还挺开心的，现在笑不出来了吧？江疏雨也太强了！3秒，全场只剩下了几个龙族和魔族，都是挨着人族比较近的。意识到没有反抗的机会后，他们立马就朝天空飞去。果然有漏网之鱼。秦初征轻轻一笑，正等着他们送上门来丢出技能。啊！这些龙族和魔族完全没有想到，唯一的生路也被封死了，惨叫着落下。就算有最后的防御结界，也很快被鬼灵魔法师的技能打破。又过了几秒，空气之中安静一片，只剩下了风声。地面上全都是散落着龙丹，是龙魔2族还未捂热乎的龙丹。傀儡们反应迅速，立马把地上的龙丹全都捡了起来，空着手的就去扒拉龙族身上的武装。将近100个人族修士呆愣愣的看着周围血腥的一片。原来江疏雨堵着副本入口的原因是为了埋伏龙族和魔族，而且解决太迅速了，他们才刚看清外界，周遭已经有不少异族横尸当场。等到地上的龙丹都被捡完的时候，他们还在发愣。这次收获不错，得了不少低级龙族精血和伪装魔器。而这下一来，
江疏宇就有了将近300枚龙丹。一个字，爽！江疏宇当即把黄泉军队全都收了起来，直接带着杜若和秦初征离开了此地。说羡慕的有，说嫉妒的也有，但谁都没有生出想要拦住他的念头。解决龙族和魔族都这么容易，要是他们想要抢，还得掂量掂量。三人找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后，江疏宇直接取出了10枚龙丹，看向秦初征和杜若：“你们俩谁先试试？”龙丹觉醒天赋的几率最低是10%，但也高不到哪里去。有的人只用1枚就能觉醒，有的人却要10几20枚。两女对视一眼，秦初征笑着向前一步：“我先试试吧。正好我刚踏入2阶，没有觉醒天赋。”他接过龙丹之后，当即就用精神力触发开来，一种龙族的气息弥漫，笼罩住了他，但很快就烟消云散。显然他没有觉醒天赋，这很正常。秦初征丝毫没有气馁，继续使用龙丹。杜若和江疏宇二人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他，心中期待不已。他们也希望秦初征能够觉醒成功。一连10次之后，依旧没有什么动静。江疏宇立马继续丢出了10枚龙丹给他。江疏宇能够感觉得到，秦初征身上有一种气息越来越浓郁，如果那个气息达到顶峰，应该可以觉醒技能。果然，又使用了5颗之后，秦初征周身爆发出一种璀璨的光芒，圣洁高明。他的身子悬浮了起来，足足1分钟之后，他才渐渐降落。看到二人期待的眼神，他浅浅一笑，是可以融入技能的圣火天赋，最克制魔族，还挺好用。厉害，真棒！江疏宇跟杜若都肯定的点头。接下来就是杜若了。江疏宇直接丢出了10枚龙丹给他，等待他的觉醒。看着杜若身上逐渐浓郁的气息，江疏宇已经有了判断，他应该要到第13枚才会觉醒。这你都能看出来？秦初征有些惊讶的看向他。杜若身上有一种气息，我没看到啊。秦初征愣了一下，继续开口：“恐怕只有你才能看到。”果然，在使用到第13枚的时候，杜若也被那团气息包裹起来，升到了天上。他落在地面上后，高兴地挥舞着大勺：“太好了，以后我的技能命中率全都是100%。”江疏宇竖起了大拇指。秦初征也颇为感慨，这个天赋也太作弊了。轮到江疏宇，他使用第1枚龙丹后，就感觉自己需要6枚，索性直接一次性用了。觉醒天赋共享，在20米范围内召唤生灵受到的伤害平均分摊。这个天赋感觉说强也强，说菜也菜。要是遇到了特别可怕的妖兽，那岂不是一起团灭？本系统识别到宿主获得新天赋，天赋优化中。江疏宇眼底一喜，系统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每次出现都有好处。二女原本看着江疏宇身上的光芒都暗淡下来，却突然又爆发开，顿时都被吓傻了。这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第一次见。觉醒天赋共享 Plus， 所有召唤生灵平均承担伤害，平均恢复。江疏宇看着这个天赋，喜不自胜，太厉害了！这个技能完爆前面那个技能啊！这样下来，以后亡灵傀儡就不再独自扛伤害了，鬼灵魔法师们可以平均分摊。而在芥子空间中休养恢复的傀儡与魔法师，也能同时为外界的这些恢复。凤凰和二女都跑到了他身前，盯着他。我的技能可以让所有召唤生灵一起承担伤害，一起恢复。死？那岂不是说以后你的傀儡都不会死了？二女赞叹不已。也不是，如果遇到特别强的，可能还是得翻跟斗。江疏宇难得调侃了一句。3个人才用了30多枚龙丹，还剩下200多枚，江疏宇可谓手握财富。我准备走了。江疏宇说这话的时候，看向了秦初征：“师姐，你要跟我一起吗？”“不了，我还得再历练一段时间，我也要回战队了。”杜若也开口道，直接跟他挥手告别。对了，突然想起一件事，以后能帮我一个忙吗？我也不确定是什么忙。他取出了一个紫阵盘给江疏宇，他毫不推辞的就收了下来。杜若立马原地消失，都忘了跟秦初征打招呼。这个反常的反应让秦初征升起了一丝警惕，他眯起了眼睛，看向江疏宇时一脸审视。这姑娘不会对你有？不会，就算有，我也会扼杀的。江疏宇笑了一声，他可不是那种朝三暮四之人，不是谁来他都喜欢的。那就好，我会替西西盯着你的。说完这句话后，秦初征直接上了凤凰，飞离此地。江疏宇勾起了唇角，脑海中浮现出了百里奚的身影。陆地水晶、龙丹，这些礼物他都准备好了，就是不知道这次回去能不能见到他。就在江疏宇正准备拿着海棠传送符离开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一团黑影正在朝自己这边过来。他的表情古怪极了，这些魔族这么积极的吗？成天就想着给他送积分。咻！一只黑色的剑矢破空而至，剑身之上弥漫着猖狂的魔气。江疏宇压根就没有躲的意思，硬生生的用6段甲扛下了这个攻击。6段甲闪烁了一下，却屁事没有。不过攻击也算不错了。他把海棠传送符收了起来，看向这些魔头，竟然有40个，而且还是从内环区域中过来的，这是知道外面的对付不了我了吗？江疏宇忍不住啧舌，这样看来他能收获的积分更多了呢。这些魔头似乎已经对江疏宇知根知底，丝毫没有要落在地上跟他对打的意思。啧，当你是导弹。江疏宇开始躲避之后，才发现原来黑剑有定位跟踪的功能，脸瞬间黑了下来。他开始给自己更换6段甲，一边在树林之中跑着。没有禁飞技能，影子纠缠也可以将就用一下。想清楚之后，他就停下了脚步，转身丢出影子纠缠。这些魔头从天空之上被慢慢拽了下来。江疏宇满意的看着他们下落，把生机枯玉抛了出去，浅绿色的光芒弥漫在魔头们的周围，吸收起他们的生气。虽然伤害不够多，但胜在持久啊。江疏宇召唤出了一个傀儡，
转身就让傀儡扛着自己跑。啊！江疏雨竟然跑了！哼，看来他是怕了我们了，快把这个影子领域给破了。这一幕落在魔头们的眼睛里，就是他害怕了，落荒而逃。于是有魔头拿出了魔王给的一块魔石，朝着地面上的一堆影子根部丢去。这样一来，他们的速度就能恢复一些，但也没什么作用，最多跟傀儡差不多。这些影子好烦啊！还有我的生机在被这些绿光吸收，真不愧是鬼修，会的都是些烟杂手段，身在人族真是浪费了，还不如来我们魔族。你这到底是在贬他还是在夸他？赶紧想办法呀！还能有什么办法？这个小子阴险得很，大家信我。一个魔头突然开口说话，其他魔头都表情古怪地看向他，却没有阻止。鬼魔想做什么，大家已经猜到了。那个魔头丢出了鬼域，影子瞬间都消失了，换成了一个个鬼影跟在魔头的后面。虽然有些阴寒，但总比被拖走速度完不成任务好。他们的速度又恢复了。江疏雨注意到他们追上来后，丝毫没有在意的丢出了影子纠缠。可是这次影子纠缠不再有作用了。枪！江疏雨，你的小命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乖乖的死在我们手里吧，总比哪一天突然死在魔王的手里好。杀了我们这么多魔族，还想跑不成？江疏雨嗤笑一声，根本不管他们，继续往前方跑。这一群魔头都以为他怕了，嘻嘻笑笑着追杀他。江疏雨看到了一座山，找到了一个洞穴，够矮了，他直接让傀儡朝着里面跑了进去。嘎吱嘎吱，他跑到尽头后，里面只有一堵墙。跟上来的魔头们都疯狂地笑起来，哈哈哈哈，无路可逃了吧？竟然是死路，这下你跑不掉了。枪，乖乖给本魔死吧！江疏雨缓缓转过身来，胳膊上的军衔发出了光芒，红莲此时看起来无比嗜血。这些魔头立马意识到了不对劲，江疏雨是红纹异花，糟了，我们上当了！好浓的杀意，红纹异花已经是魔头们不可小觑的存在了，他们没有一个不是战力强大的人族修士，放在平时这些魔头都不敢惹。可谁能想到，一个 LV42 的人族小修士竟然会达到这样的高度？就在他们想往后退去的时候，后方已经传来了密密麻麻的脚步声，嘎吱嘎吱，成千的傀儡从后方涌来，堵住了他们的退路。而江疏雨已经放出了2个元帅，藏在黑暗的角落里，无人发现。魔头们讷讷地转过身来，眼前又出现了好几千个傀儡与魔法师。是你们自己要送上门来的，积分我就收下了，多谢。江疏雨说的这句话直扎魔头们的心窝，让魔恼火。不过就是一些垃圾傀儡罢了，你当真以为能对付得了我们吗？想杀我们？没门！江疏雨才不理会这些垂死挣扎的魔头，手指一挥，傀儡与魔法师们都丢出了技能，对准了等级最高的那个 LV77的魔头。刚才那些追踪他的箭就是这个魔头放的。江疏雨记仇得很。噗！魔头射箭的速度非常快，好几个傀儡立马就着了道。但可惜江疏雨刚觉醒的天赋就是让傀儡们共同承担伤害，这样一来，被箭射中的那几个傀儡受的伤就像毛毛雨。而元帅们丢出的全体治疗技能也不再只限于自己的军队和其他元帅了。所有傀儡可以同时享受到全体治疗的效果，一次至少被奶15口血。这些魔头突然意识到了此处的危险，疯狂朝着出口方向的傀儡们攻击，但是后方的傀儡哪里能给他们机会？甚至有些傀儡还攀爬到了山洞的顶端，就为了朝着半空中的魔头挥剑。啊！有魔头死了，正合江疏雨的心意，他立马施展了枯骨烂炸。砰！一次爆炸，除了等级最高的那个外，其他的都死了，竟然只是重伤而已。看来级别高也有好处。江疏雨暗自点头。那只魔头眼睛都红了，看着江疏雨的眼底充满了疯狂，魔气渐渐笼罩了他，越来越浓郁。枪，果然厉害，难怪魔王要杀你。希望你死前能够记住，本魔子暗影到地狱跟阎王报道的时候，可别记错了人。江疏雨表情古怪，难道这个魔头到现在都还觉得能杀自己？一起下地狱吧。说完这句话后，那个魔头身上的魔气突然爆发开来。我去，竟然还有自爆！江疏雨在脑海中刚闪过这个念头，就把黄泉军队给收了起来。砰！巨大的爆炸席卷了整个山洞，江疏雨被爆炸的余波弹到了墙上，整座山轰然倒塌。魔窟在一片魔气比柳仙所在之地还要浓郁的区域里，传来了一声怒吼：啊！是谁？竟敢杀了我儿！魔王暗心疯癫不已，愣是从自己的身体之中掏出了一团黑漆漆的球。魔窟啊，卑微的我要献祭一颗暗心，请把我儿复活吧。突然他手中的暗心消失，化为了一团极为炽热的魔火。魔火之中逐渐有一团虚影生长出来，渐渐的吸收周围的魔气，凝为实质。魔子暗影的身影逐渐显现出来，但是等级已经从 LV77 掉到了 LV72， 但现在他的气息虚弱极了，还没有稳定下来。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滋味让他并不好受，他眼底还有一些心有余悸。过了好半晌，一个巨大的身影才遮盖住了他眼底的光，就连魔子暗影周围的魔火都忍不住沉浮下来。我儿，究竟是谁杀了你？魔子暗影听着这有些悲怆的声音，赶紧安慰道：父王，莫为儿子难过，我不是被杀的，是我自己选择的自爆。魔王的声音从生气转变为了疑惑，谁能有这么大的能耐，竟然能逼得你自爆？听完儿子的遭遇后，魔王暗心沉声道：江疏雨我知道，是人族现在重点保护的一个天骄，这样的人应该不会轻易死掉。不过就算他复活了，实力也大不如前，没有1年半载肯定恢复不过来。我儿，你先回去好好休息，等恢复了以后再去历练吧。是，
父王，魔子暗影正要退下，突然被叫住了。等等！魔王的身上垂落了一根发丝，变成了一把黑漆漆的弓，落在了他手上。谢过父王。魔子暗影离去后，魔王暗心才淡淡开口：“那个人族身上竟然有柳仙的气息，看来我得走一遭了。”说完这句话后，他就消失在了自己的宫殿之中。海剑死！江疏雨从石头废墟中爬了出来，活动着筋骨。原来被炸是这么个滋味，太难受了。刚才那个魔头自爆之后，6段甲只闪烁了一瞬就没了。要不是有刚觉醒的天赋，恐怕这次他还会损失掉上千个傀儡。他将精神力探入芥子空间后，就看见每一个傀儡、魔法师还有元帅状况都不怎么样，他们身上全都是伤痕。唉，他悠悠叹了一口气，然后整理好心情，取出了海棠传送符。他眼前一花，在碎石废墟中出现了一个圆环，在他眼前竖着。江疏雨直接跨了进去，丝毫没有留恋。秘境，整个秘境之中只剩下了李靖一人。看见江疏雨之后，丝毫没有惊讶。回来了，见过李大师，我师尊呢？嘿，一回来就惦记着你师尊呢。李靖打趣了一句：“先坐着吧。”他马上就回来了。修罗之地，南辰星感受到江疏雨的气息出现在他的秘境后，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秦老头，我的乖徒回来了，我先撤了。说话间，南辰星还打量着自己的衣着，整理了一番。秦竹然看了一眼秦出征的神魂，比之前强大了一些，并没有什么异常，于是他站起身来：“一起吧，让我瞧瞧你的徒儿。”南辰星这人虽说有时候有些不着调，但眼光可是高得很，经常教训那些年轻一辈的天之骄子，能被他夸得小年轻，他还真没见过。最重要的是，对于江疏雨比自己孙女强的这一点，他还是有一些不信。行，一块儿吧。南辰星整理好衣着后，就叉着腰走出了玄武殿。玄武殿的门关上了，能来此处的人屈指可数，所以平日里都大门紧闭。秘境，哈哈哈！不愧是我的乖徒儿，竟然都 LV42了。南辰星前脚才踏入小院，就感觉到了江疏雨的气息。江疏雨站起身来，朝二人行礼：“徒儿拜见师尊，晚辈见过秦前辈。”秦竹然突然来了兴致：“你怎么知道我姓秦？您和秦师姐的相貌相似，所以晚辈斗胆一猜。”哈哈哈，不错，还挺聪慧。江疏雨心中腹诽：您身边跟着一大只火凤，再就是再笨也猜得出来吧？再说了，在人族能跟南辰星并肩而行的还有几个？南辰星直接揽过了江疏雨的肩膀：“走，过来跟师尊说说，在海界好玩吗？”好玩这2个字让在场的另外3人表情都古怪不已。南辰星注意到他们的表情，单手叉腰：“我有说错吗？对我徒儿来说，那还不是跟玩似的。”师尊，突然丢您老的脸了，我打不过最忠心的那个鬼车。什么鬼车？南辰星3人顿时就炸了，轮番给他做思想教育。徒儿，你现在等级还不够，怎么进了最忠心了？你师尊说的没错，鬼车可不是你现在就能驾驭的。你这也算后辈之中的楷模了，要是遇上别人，恐怕现在已经死了。年轻人年轻气盛才好，但是偶尔还是得控制一下。秦竹然跟他不熟，所以教育之前还是夸了一下。江疏雨手足无措的挠挠头，这还不是因为外面的黄级妖兽全都杀完了吗？所以才想着去里面试试。死！南辰星和秦竹然倒吸了一口凉气，一脸不可思议。柳神死了，魂蝶后死了，然后我把魂蝶皇解决了。李靖在一旁幸灾乐祸起来，哈哈哈哈！南辰星和秦竹然的脸色同时臭了起来，目光不善地看向他。江疏雨疑惑不解，就看李靖摸了一把自己的胡子，缓缓道来：“当初你师尊才刚踏入2阶那会儿，才认识秦老头，两人相见恨晚，一起组队带着一帮子人去打魂蝶皇，结果就被魂蝶后给收拾了。后来他们不甘心，又去挑衅柳神，结果打了大半天，一直被柳神啪啪抽，身上没一块好肉。”李靖笑呵呵地说着，摸着自己的胡须。南辰星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当时让你一起来你又不来，现在又在这取笑我们，真不够意思。”“对，我知道自己打不过，就等着有这么一天，好好取笑你们一番。”李靖扬了一下自己的眼皮，好不得瑟。乖徒儿，来跟为师说说，打完他们之后得了什么宝贝？南辰星不想再跟他打嘴炮，索性把关注点放到了江疏雨身上。江疏雨把自己的收获全都一五一十的说了，获得了南辰星3人的震惊3连。谁都没有想到还有魂石这种东西，也没有想到还有生命系的技能。之后江疏雨又说了鸿蒙剑碑的事情，让秦竹然感激不已。江疏雨立马顺势提了自己被魔头留下印记的事情，秦竹然直接甩出一个圣光技能，把他身上的魔气给打散了。江疏雨把他和秦出征进入神阁小秘境后获得神阁技能的事情也说了，秦老头激动不已，握着茶盏的手微微颤抖着：“我秦家必将迎来辉煌啊！”然后江疏雨取出了12枚女娲石和4枚陆地水晶，放在了桌子上。这是……李靖的手抖动不已，难以置信的把女娲石拿了起来，眼含热泪：“我们人族又会多出陆地神仙了，看来辉煌的时代即将到来。”他说着看向了南辰星：“你当真收了一个好徒啊？”“师尊，其实徒儿有私心，都留了2枚，因为我有个朋友是剑修，所以……”南辰星大手一挥，豪爽开口：“小问题，到时候他踏入2阶来找我就行，一定让他升阶。”说完之后，他才反应过来，咳嗽了一下：“但你跟他说的时候，别说一定啊，要说多点可能。”江疏雨哭笑不得，他其实根本就没往这边想，师尊就给他安排好了。他又取出了200枚龙丹。对了，师尊，还有这个东西。被魔王卓派出的幻骨暗杀失败后，我就遇到了海龙宫，打出了圣龙钥匙。出来后，顺便抢劫了龙族和魔族一波。
三人都噎住了，木讷讷地看着这堆成小山的龙丹。啧，圣龙要是可不容易打，掉落的几率太小了。李靖摇头感慨，还有这么多龙丹，哈哈，不愧是我的乖徒儿，现在竟然都成了红纹一花的团长了。蓝晨星的关注点在这里，就算是 LV54也不容易出个团长，确实很厉害。秦卓然点点头，他现在有些明白孙女跟此人的差距了，不能比。如果江疏雨现在回到边关，说自己要正式加入军队，恐怕至少能带2000个兵。小型聚会很快结束了，秦卓然又回到了修罗之地。江疏雨这边，蓝晨星和李靖只收下了女娲石，事关人族大计，他们只能先厚着脸皮了。乖徒儿，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没说啊？蓝晨星的狐狸眼又眯了起来。江疏雨利落地把自己得到的一堆龙族武装和玄武身上的龟壳盾拿了出来。其实遇到鬼车之前，我还遇到了海界玄武，但是他被吃了，我就捡了个便宜。他一五一十地把这些武装的由来交代清楚，乖巧无比。蓝晨星和李靖都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龙族的那些建议拿去卖了，但是玄武的盾虽然不是神话级，但也价值不菲了，至少500亿。但如果拿来换其他东西的话，也许能换到1000亿灵石的东西。师尊，徒儿在用龙丹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使用几颗才会觉醒，徒儿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那是因为你的精神力太高了。蓝晨星趁机薅了一把江疏雨的脑袋，话说你现在神格是 LV 多少？江疏雨没有说话，犹豫地看了二人一眼。李靖明白他的意思，捋着胡须哈哈大笑，你放心说吧，你师尊早就被你打击得不成样子了，这点不算什么。看到蓝晨星点头后，江疏雨才开口 LV42。什么？蓝晨星差点跳起来。师尊别紧张，我刚获得神格的时候是 LV36，还没有这么。蓝晨星顿时坐不住了，有些欲哭无泪。乖徒儿，咱别说了，他当时走完一段路之后才 LV5，当真是人比人气死人。果然。李靖笑着摇摇头，江疏雨这小子果然不是常人能够揣测的。看见蓝晨星那个死样子，他给江疏雨打了个眼色，江疏雨立马识趣地站起身来，为二人侦查后行礼道别。师尊，徒儿先行告退了。行，你去吧。蓝晨星整个人都被笼罩在阴云中。江疏雨走后，蓝晨星才抑郁寡欢地开口：老李，你说我的徒儿这么出色，我以后该怎么知道他啊？李靖眼睛转了一圈，表情古怪，你是不是傻？让他走一遍你走过的路不就好了？我还以为你一直都是这么想的。修罗之地，江疏雨并没有回到洞府中休息，而是直接到了军营道场。现在升级枯玉才只有 LV10，是他所有技能里级别最低的2个之一。枯骨烂炸没有办法练，但这个没问题啊。而且现在他有了神格，已经可以做到不眠不休了，如仙人一般。江疏雨刚走出传送阵，又有不少人注意到了他的军衔，纷纷给他行礼。当然，大家眼底更多的是震惊，毕竟洪文里从没有一个 LV50以下的修士，他打破了惯例。现在洪文也得到了更多的优待，军营道场使用1小时只需要50积分，现在他的积分花的一点都不心疼，毕竟每次至少能拿好几万呢。进入道场之后，江疏雨迅速开启了卷王模式，开始训练起技能。几分钟过后，江疏雨的精神力已经花得一干二净，但升级枯玉也达到了 LV20。入定10分钟后，他的精神力已经完全恢复了，现在都不需要血灵果了。江疏雨能够感觉到现在精神力的恢复速度堪称逆天。大半天后，江疏雨踱着轻快的步伐离开了道场。现在升级枯玉的级别已经和他一样了，每秒至少能吸收14000的生命值，能持续半个小时。心急得附体的感觉真爽。江师弟，一个呼喊从背后传来，江疏雨惊喜地转过身去，说：曹操到。谁料一转身就被喂了一嘴狗粮。陆金安和林百威竟然牵着手朝他走了过来。江疏雨突然有些心疼地抱住自己脑海中的小人，要是西西在就好了，怎么不见百里师妹？林百威四处张望，师姐不用瞧了，西西被长辈安排去别的地方历练了，我都好久没见到她了。江疏雨古井无波的语气之下藏着思念。先不说这个了，陆师兄、林师姐，你们二人随我来。陆金安和林百威对视一眼，知道他有话说，于是跟他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这么小心翼翼的，是有什么事？陆金安笑着打趣道：你小声一点，不然找这么个偏僻的地方做什么？林百威给了他一个拳头。哦，陆金安立马严肃起来，看向江疏雨。江疏雨笑笑，直接取出了女娲石和陆地水晶。陆金安用探测术扫了一眼，胸口起伏不定，呼吸逐渐急促起来。师兄，这是送给你的。这真的是送给我的吗？陆金安当场结巴了。对，送给你的，这是我在海棠秘境打的。陆金安做梦都想升阶成为灵剑修，至于陆地神仙，他更是想都没想过，因为陆地神仙太罕有了，在人族里出现的陆地神仙，无疑不是创造出一个个辉煌历史的人物，这是剑修的天花板。陆金安激动地伸出双手，把这4枚石头捧了起来，泪眼朦胧。你这傻子，还不快点收起来，想让人看见？林百威捂着嘴巴笑了起来，他当然也开心，替陆金安感到高兴。闻言，陆金安立马就将东西收了起来，然后一脸严肃地看向江疏雨。江师弟，此等大恩，我无以为报，以后不管你有什么需要的，直接告诉我，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林百威也跟着点头，对，虽然你师兄师姐我们二人实力不如你，但如果有什么我们能做到的事情，一定不会推辞。江疏雨轻笑一声，抱拳谢过，然后才缓缓开口，对了，陆师兄，等你要踏入2阶的时候，一定要联系我，我的师尊可以帮你升阶，虽然不能保证一定能升阶。你的师尊？陆金安和林百威还不知道有这档子事。星尊。江疏雨淡然开口，
让二人都震惊不已。竟然是星尊，有你这么出色的弟子是星尊的骄傲啊！江师弟，我们到时候一定联系你，叨扰了。陆金安和林百威齐齐行了个礼。你陆师兄，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成为人族100年来第1位大陆神仙。陆金安的眸子坚毅，正合江疏雨的心意，这样才好，才不会埋没了他的心思。行，那我就先告辞了，师兄师姐，祝你们携手两不疑。江疏雨和二人告别之后，就直接走到了传送阵。现在他的功勋点已经有了6000多，他竟然把拜入神道峰的事情给忘了。刚准备一脚踏出，9号阵营瞬间就被结界笼罩起来，传送阵立马关闭。江疏雨傻了眼，这是什么情况？我就差一步啊！边关法旨凌空而立，上面的字体全都漂浮出来，越来越大，每个人都能看见。LV48 以下的一阶修士全都驻守在阵营，准备迎战。LV48 至 LV71的修士全都前往4号阵营。LV72 以上的修士全都前往3号阵营，3阶修士全都前往2号阵营。突然天空之中出现了9道光柱，每个光柱都是一个传送阵，上面分别显示着级别限制。修士们立马动了起来，寻找自己要去的地方。江疏雨摸着下巴，他要是待在这里也太浪费战力了，他觉得3号和4号更适合他，于是他直接朝着4号迎传送阵走了过去。站住！一阶修士不得入内，这可性命攸关的大事。有人拦住了他。江疏雨皱起了眉头，虽然他是一阶修士，但是他这军衔不是明晃晃的吗？他侧头一看，哦，被头发挡住了。他利落的把长发抛到了脑后。见过上峰，见过上峰。2个士兵立马行拜见礼。这下我可以进去了吗？江疏雨淡淡点头，询问道。这2个士兵为难起来。一个小队队长也注意到了江疏雨的军衔和等级，直接走了过来。见过上峰，按照军衔标准，这3个阵营您都可以去。那就行。江疏雨直接踏入了传送阵，被传送离开。4号阵营黑云压城，让人感觉压抑不止。这一次的边关法旨来自于9号阵营，达到了最高警报程度，每个军营都忙碌得很。江疏雨所处的这个传送阵中至少都有100人。快，到地方的赶紧下来，我们还要接下一批。在催促声中，江疏雨走了下来，但他很快就被拦住了。一阶修士不该来这里，这里太危险了。江疏雨垂头看向了拦住自己的那个人 ，LV60 绿纹8花。他浅笑着指着自己的军衔，不用担心我。见过上峰。那位连长心头一跳，赶紧行拜见礼。没事，你先忙吧。是。就这样，江疏雨朝着城墙走去。在边关，军衔就是话语权。整个阵营里边所有人都言行仓促，却整齐有规律，为大战做着准备。什么时候才可以甲光向日精灵开啊？江疏雨看着阴沉的天空，喃喃自语。定摩斯南已经停止了旋转，朝着一个方向指着。这次的战场元帅和裴明安模样有些相似，应该也是裴家的人，不过他的气息更加浑厚。注意到有人看向自己，那位元帅也看了回来，瞧见他的军衔后，点头打招呼。按照军衔，他们是同级。江疏雨也回了个顿手礼，然后走到城墙边上眺望起来，什么也看不见。松枝，这次是哪个魔王的麾下侵犯？一人走到了这次元帅裴松枝的身旁，也是红纹一花，完全有资格站在元帅的位置进行指挥。来人正是镇修大家赵青云，江疏雨觉醒修炼之道时主持阵法的那位前辈。不过将近半年过去，他才升了1级而已。裴松枝摇摇头，说实话，其实这次我也不知道，一点情报线索也没有。那就等着对面的来了再说吧。反正这次阵营的阵法结界都是我布置的，应该没什么问题。确实，这些年来4号阵营里你布置的阵法结界就没有不好用的。裴松枝十分认可的点点头。等待魔头来袭的时间有些无聊，赵青云索性到处观望起来，看看周围的情况。许多修士都已经站在城墙上准备着，大多都是一队一队的，然而只有江疏雨那边一枝独秀，倒是引起了他的注意。竟然是他！赵青云喃喃开口。裴松枝顺着他的视线望了过去。青云，你认识此人？认识，这小家伙觉醒的阵法就是我布置的，只是没想到才几个月就已经 LV42了。什么？几个月？那他岂不是才17、18岁左右？裴松枝的表情古怪不已。常年在边关，他都不怎么关注大陆上发生的热闹事情，自然也不知道江疏雨的故事。呵呵，松枝你也别太惊讶，他毕竟是今年的大陆首席。难怪，这下我就理解了，我还说他的军衔怎么升得这么快。裴松枝说完这句话后，赵青云才注意到了江疏雨的军衔竟然和自己一样，这小子也太变态了。哈哈，我看到的时候也有一些惊讶。裴松枝叉腰笑了起来。赵青云陷入了怀疑人生中，这小子不会给那些魔头洗脑了，争着抢着要他杀吧？当然，他更怀疑的是，这小子是不是去魔窟里面走了一趟了？青云，我刚才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有一场大战，说是诞生了最年轻的绿纹连长，应该就是他了。裴松枝突然想起来裴明安在他面前疯狂夸那个后起之秀的模样，我想起来了，看来就是他了。真期待一会儿大战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赵青云附和着点头。修士们已经集结完毕，裴松枝立马邀请每个修士进入军队，指挥官是他，副指挥官是赵青云和江疏雨。这次军队之中有上万人，比江疏雨之前参战的那一次规模还要大得多。注意到副指挥官是赵青云后，江疏雨就回头看向了他，顿首行礼。战场元帅又再一次开口叙述了战场规则，似乎每个元帅都要说一遍。许多人凝神听完规则后，就注意到了副指挥官里有个 LV42的小家伙，顿生不满。这谁啊？
关系这么大，抢积分都抢到这儿了，是不是弄错了 ？LV42 来送死吗？你们是不是傻？江疏雨是谁都不知道，天骄战听说过吧？他就是打破记录的那位。真的是他？我记得当时他的级别才 LV33吧？这才多久啊？所以人家是既有关系又有实力的存在。有关系这句话，江疏雨听见了，他心中暗自笑了笑。我的关系你们还没见识到呢，至于实力，你们马上就能见到了。他没有想到，裴松之听到这些话后，直接给他证明了。江疏雨是洪文一花团长，自然有资格当副指挥官。若是再让我听到议论，军法处置。所有人同时沉默了一会儿，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但也有很多人不信的。LV50都出不了一个洪文，江疏雨就算再天才，又何德何能？该说的说了，江疏雨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是骡子是马，战场上见真章。远处烟尘四起，敌人的身影终于出现了，但那一团团黑影和以前的魔气不一样。江疏雨现在精神力强悍，很敏锐地捕捉到了处于龙族的气息，竟然是龙族的战龙军。裴松之有些惊讶，龙族销声匿迹这么多年，终于找到路了。赵青云在一旁补充道。裴松之毫不客气地嗤笑一声，什么找到路？青云你也太看得起他们了，我看他们就是硬生生砸出来的。哈哈，有道理。赵青云笑了起来。随着敌军的不断深入，修士们也看清了敌人是谁，竟然是龙族。这下边关更加混乱了，真是没想到，他们出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攻打我们人族，毅力可嘉。但赵青云关注的就不是这点了，他看到了在龙族的大军之中有一艘大船，那是攻城舟。赵青云的脸黑了下来，在历史记载中，攻城舟为龙族出了不少汗马功劳。阵法的攻击可以吗？裴松之也紧张起来，只能先试试，对付攻城舟我没有把握。赵青云的回复让裴松之心中的石头悬了起来，但愿这次可以顺利击退敌军吧。从大军之中又分散出了许多龙族，他们是去追杀在修罗之地游走的人族与魔族的。魔窟那边他们也没打算放过。江疏雨眯起了眼睛，他根本就不在意攻城舟，他在意的是这些龙族是否扛得住他的枯骨烂渣。龙族越来越近了，裴松之当即拔出了他的巨剑，给军队的状态所有人进行增幅和减伤。在战场元帅的加成下，所有法修也都丢出了辅助技能。虽然人族修士的4大属性都不怎么样，但是胜在加成高，还有各种各样的武装。此消彼长，想要对付这些龙族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只是需要牺牲一些血，所以也有不少修士做好了受伤的准备。阵营之中有一个阵法突然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光亮，刺穿了乌云，刺穿了结界，朝着龙族飞去。赵青云这个阵修，大家先动手了。他的目标是攻城舟。那道光芒越来越炽热，气息不减，杀气浓浓。轰！攻城舟身上也弹出一个结界，和那道光芒撞在了一起。整个战场都被他们的光芒所侵袭，谁也看不清战场中央发生了什么。数秒之后，光芒才散尽。修士这边眼睁睁地看着龙族那边毫发无伤，攻城舟上一丝一毫的裂缝都没有产生。唉，失败了。赵青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没事，毕竟这东西1000年没有出现过了，不知道怎么对付也正常。裴松之安慰他，语气轻松。其实这个测试的失败，他早有预料。整个结界开始运转起来，源源不断地从空气中吸收着什么能量，逐渐汇聚在一起。蓝色的光芒环绕在结界之上，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结界之上凝聚的气息越来越浓厚，很强。轰！结界发出一道攻击，龙族那边都被笼罩在攻击之中，大地也颤抖起来。可是被挡住了，攻城舟将这个攻击吃了下去。裴松之沉声道：“那个东西竟然会吸收你的攻击？”“对，所以我才要让他撑死，这样子我才有机会。”赵青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裴松之没再说什么，战场之上说废话就是浪费时间。赵青云的攻击越来越疯狂，结界一直将攻击打向那个攻城舟，终于，轰！攻城舟之中有一个金色的大炮射了出来，直直朝着结界砸来。砰！这个大炮的温度非常高，看地面上被灼烧的土壤就知道了。火焰熊熊燃起，很快就熄灭下去，把土壤烧成了灰。江疏雨对这个大炮的能量程度太熟悉了，和之前他在战场上遭受的魔王的一击差不多了。整个结界被大炮轰击，猛然晃动起来。裴松之一脸菜色，但他却没有阻止赵青云。此时，赵青云的眼中有无数个阵法的图案旋转着，他正在操控着阵法的运转。咔嚓，结界破碎了。但是龙族那边的头顶之上也响起了轰隆隆的声音，一道十分恐怖的闪电落了下来，正好就在他们的头顶。保护着战龙军的结界也破碎了，闪电直直劈向了攻城舟。砰！攻城舟被炸开了，化为残骸纷纷掉落，不少龙族都受到了波及，被炸到了地上。成功了！赵青云忍不住笑出声来，没想到他和攻城舟第一次对垒，竟然是他赢了。这种成就感让人身心舒爽。虽然牺牲了一定的代价，自己这边的结界也破碎了，但是没关系。下一秒，他就让阵法封锁了整片天空，所有龙族都从天空之上掉了下来。接下来就是其他修士的战场了。上万的龙族早就猜到了他们会被人族弄下天空，所以士气并没有被打乱，依旧井然有序。落地之后，他们就开始了冲锋。他们已经上千年没有踏入这片地界了，这是他们的第一仗，必须要打得干脆又漂亮。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报仇。龙族不根据修炼之道来判断谁强谁弱，只看血脉程度。在江疏雨的记忆之中，战龙算是血脉纯度不错的。人族这边也做好了准备，阵营的大门打开，第一批冲锋军已经冲出了城外，
等待着敌方来临。城墙之上的远程攻击术修和法修们也做好了准备。江疏雨径直从墙上跳到了下方，站在了冲锋军的最前方。可这还不算完，他要继续朝前走着，迎上龙族，闲庭信步。这是什么情况？他该不会是想一个人对付一整个战龙军吧？对面可是成万了，江疏雨到底怎么想的？天骄再怎么傲气，都该有个度吧？太疯狂了，江疏雨太疯狂了！江疏雨，你快回来，别去送死！人族这边说什么的都有，指挥台上的二人也傻了眼。总之，江疏雨这是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咱们先看看再说。话音落下后，江疏雨周围就出现了一支军队，就算是冷嘲热讽的人都傻眼了。15支军队，6315个召唤生灵。阴森森的风吹到了众人身上，有些诡异。好了，这下大家算是看明白了，江疏雨确实要一个人去打对面的战龙军。对面正在冲锋的战龙军突然顿住了，有龙凝神一看，大吼起来：“是黄泉军队！江疏雨在这里！”龙皇说过，取得江疏雨首级之龙就可以提升血脉，进入祖地灵泉一次。没想到今日竟在这里遇见了，杀呀！杀了江疏雨！龙皇的奖励太丰厚了，大家冲啊！战龙军突然兴致盎然起来。江疏雨现在在龙族之中的仇恨值是最高的，因为他在海棠秘境之中实在太猖狂了，杀了不少龙族。影子纠缠丢出，一团团黑影从地底钻了出来，束缚住了一个又一个龙族。龙族的速度瞬间就慢了下来，但很快一部分减速状态就被净化掉了。接着便是生机枯浴，浅绿色的雾气笼罩住了龙族，不断吸收着他们的生机，那感觉就像是遇到了每秒能打出14000伤害的剑。龙族的法修手忙脚乱起来，这边还没净化完，那边又有攻击了。对面的射手和法师全都打出了他们的攻击，对准了江疏雨。人族这边都看呆了，这么多攻击，江疏雨一个人怎么可能抵挡得住？但是他们很快就认清了现实，他挡得住。密密麻麻的技能落在了江疏雨的召唤生灵上，一道道绿色和紫色的护盾被撑开。至于江疏雨，现在他身上有6段甲就够了。剑雨、冲击弹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法术落下，五光十色，炫彩夺目，还挺好看。江疏雨神在在的欣赏着这一幕，在别人眼里如同催命符的画面。在烟尘之中，不少傀儡冲了出去，和对面的龙族撞在了一起。现在亡灵傀儡的肉身数值将近8万，龙族跟他们比起来一点优势都不占。亡灵傀儡还不断被元帅们治疗着，丝毫没有欺负的迹象。死！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谁也没有想到江疏雨不仅没事，就连他的召唤生灵也屁事没有。更重要的是，还反击了。他到底是 LV42 还是 LV82？ 这也太强了一点吧！兄弟，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这叫强一点吗？这叫强的可怕呀！自闭了，级别还没我高，但人家就是这么厉害。自闭+1，人族修士这边不少人立马就变成了吃瓜群众。战场之中只剩下了亡灵傀儡和龙族的剑修对打着，但是龙族那边的法修也不弱，数量又多，所以亡灵傀儡根本就不能做到秒杀。而且龙族是懂得配合的，他们有战术，一进一退，知道轮换休息。江疏雨顿时庆幸不已，幸好他觉醒了新天赋，否则这一场打下去估计很辛苦，甚至会打不过对方。傀儡不能秒杀龙族，龙族那边也是，似乎双方就这样打定了主意，看谁先磨死对方。战场上的击杀怒吼声连成一片，但都是龙族那边发出的声音。江疏雨这边除了沉默还是沉默，他知道这样下去恐怕不行，如果有一个龙族先死了，对，就这么办。他想清楚后，立马就从人族的军队中退了出去。所有修士都发现了，赵青云立马猜到了他想做什么，直接问旁边的裴松之：“松之，这些龙族值多少积分啊？”2000万吧。裴松之回答了他的问题后，瞪大了双眼：“你的意思是？”“对，我就是那个意思。”“我的乖乖，江疏雨这是想直接当将军啊！”裴松之忍不住惊呼起来。LV42 的将军，这放在哪个大陆都没有吧？以后还有军衔可以给他升吗？赵青云笑了起来，应该是 LV42 以上了。要知道，杀了这些龙族不只有积分，还有经验与功勋点。对，差点忘了这回事儿了。江疏雨还是圣地的弟子，江疏雨又不是傻子，一个人杀了这么多龙族后，还要和大家平分积分跟经验。他现在还想着升级呢，也不知道师尊知道我这一趟回去之后成了将军，会有什么感觉？江疏雨一边念叨着，一边使用了强化技能。金线在亡灵傀儡和鬼灵魔法师之间蔓延开来，黄泉元帅都被金光笼罩，向江疏雨靠拢过来。龙族那边立马就发现了异常，他们瞬间就落入了下风，被打压得十分凄惨。什么情况？这些鬼东西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治疗快，治疗，我快撑不住了。肯定是江疏雨使用了什么技能。我想起来了，龙族的情报里有提到过他还有鸿蒙技能。杀了江疏雨！有个龙族立马想起了对付召唤师最好的办法，不是杀了他的召唤生灵，而是针对他本人。对，杀了江疏雨！听到龙族的这些话，江疏雨忍不住笑了起来。你们连前面的亡灵傀儡都对付不了，还想穿过傀儡们来对付我？天方夜谭！更何况黄泉元帅现在都围着他，就算他们真的冲进来了，又能打得破这些元帅的防御吗？啊！龙族之中传来了一道惨叫声，有一条龙死了。江疏雨如愿的杀死掉了第一个龙族，获得了尸骸。接下来，请你们品尝爆炸的滋味吧。话音落下后，江疏雨就丢出了枯骨烂炸，砰砰砰！
爆炸声此起彼伏，一点停下来的意思都没有，正好给他练技能了。精神力迅速减少，江疏宇索性拿出了柳灵鱼，一边啃着一边释放技能。很快，积分、经验和功勋点他都得到了。他胳膊上的军衔正在发起亮光，红纹一花，红纹二花，他的花纹越来越多。站在指挥台上的2个人都木了，这是什么妖孽啊？升军衔跟吃饭喝水一样。裴松之有些难受。就是啊，我在战场混了多少年了，才到红纹一花，这臭小子竟然几个呼吸就能涨一花。要不咱们去跟他套套关系，让他带带我们。老家伙，能不能要点脸？咱们在修炼这一途算他的老前辈了，只要能当紫文将军，脸算什么？其他人族修士都惊呆了。原本还以为江疏宇是靠关系来这个阵营的人，顿时都觉得脸上骚得慌。战龙军正在被一面倒的屠杀，一个爆炸声就能带走数十个龙族，强大无比。江疏宇莫名感觉太顺利了一些，心中毛毛的。站在台上的赵青云也有这样的感觉，他忍不住开口：我怎么感觉龙族有后手呢？龙族的那个军队法修怎么还不动手？裴松之也发现了一点端倪。是啊，按道理死了这么多龙族，他应该觉得心疼才对，哪有这么冷漠的？龙族到底留着什么后手？裴松之刚猜测到这里，就看到对面的龙族法修动了。那个军队法修走上前来，手中的法书飞到了天空之上，爆发出了璀璨的光芒。一个巨大的魔法阵在天空之上出现，一个龙族直接从魔法阵中踏步出来。这个龙族身高6米，体型魁梧壮大，身上的铠甲都是散发着金灿灿的光芒。他的龙角并没有收起来，似乎觉得这样很酷。这不会是龙江吧？赵青云惊呼出声。裴松之跟定摩斯南沟通了一下后，点头沉声开口：对，他是 LV84的龙将。龙将相当于人族3阶修士了，同等级的龙族本来就比人族强很多，更别说踏入3阶之后，差距就越发大了。裴松之脸色难看，他缓缓开口：看来1号阵营那边的战况也不容乐观，否则怎么会没有限制住龙族，竟然放了龙江过来？每个阵营都有级别限制，像4号阵营这边不可能出现 LV84以上的存在。等等，赵青云说完这句话后，就用自己的方式凝结出了一个小型阵法，心神陷了进去。我用阵法跟2号阵营那边求助了，待会儿他们会派出3阶修士过来，但我们这里还需要再撑一会儿。裴松之看着江疏宇，眼底藏着担忧。行，只要有援军就好。龙江从空中出现后，立马就被封锁的空间给打了下来，落在了地上。但他丝毫没有惊慌，盯准了江疏宇，朝着他冲了过去。指挥台上的2人看到这个场景，都自言自语道：他应该能撑住吧，毕竟有这么多召唤生灵。但下一秒他们就被噎住了。对面的龙族法修们全都召唤着什么，虚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枷锁的黑影，朝着地面落了下来。顷刻间，江疏宇的所有召唤生灵都消失在了地面上。暴风雨中心的江疏宇立马就意识到了不对劲，竟然是封印。看来这些龙族早就想好对付他的办法了。江疏宇，快回来！赵青云忍不住大声喊道，但是江疏宇根本就听不见。我让人去喊他。阵营之中的人族修士也都心惊胆战。对面这个新出来的龙族是什么生物？感觉太强了吧？他们这个枷锁是什么封印？瞬间就把召唤生灵全都打回去了。咱们上去救他吧。你怕不是在痴人说梦？你看他淡定的那模样，像是有事吗？就是，别侮辱我的榜样。只见江疏宇神色平静地站在原地，眼角余光打量了一眼地面上堆满的近万龙族，尸山血海。现在只有他一个人了，他身上还有光柱笼罩着 LV45， 而且他也如愿升到了紫文将军。江疏宇看着对面的龙江丝毫不慌，眼看着对方高举斧头划破长空，大地迅速裂开，显现出幽深又漆黑的地底。他刚想使用枯骨烂炸，才发现这个技能居然也被限制住了。斧头杀来的冲击波落在了6段甲上，铠甲的暗芒闪烁过后，竟然开始有了裂开的迹象。此时距离强化技能还剩下12秒，他的攻击力是平时的10几倍了。那就他使用出了千仞鬼域，笼罩住了龙江，然后用出樱木刃，1800道飞刃呈现龙卷风的模样，笼罩住了龙江，让他没有一处可逃。吼！龙江怒吼一声，挥舞着斧头就朝周围旋转的飞刃打出攻击，硬是砸出了一个缝隙。蛮力不错，江疏宇夸赞了一句。只见一小串蓝色流光腾地飞了出去。啊！龙江顿时惨叫起来，他没有想到刚才眼前闪过的那一抹蓝色竟然能让他如此痛苦。江疏宇这才有时间丢出探测术，看来你是来恭喜我成功晋升紫文将军的啊，那积分我就收下了。说实话，这家伙比古力米热才多了，压根就不够看。龙将还在坠落，江疏宇毫不客气的又补上了一道魂火，另附一个生机枯玉，灵玉慢慢吸收他的生机，魂火灼烧他的灵魂，不可谓不煎熬。啊！龙将的惨叫声一声盖过一声，樱木刃又再次朝他飞了过去，定准了他的脖子，咻咻咻。只要没有收到经验提醒，江疏宇的攻击就不停，一直循环着。距离强化技能还剩下几秒的使用时间。躺在地上的龙族看向他的眼神突然凌厉起来，眼神之中似乎充满了怒火，又像是誓死不归。就像江疏宇心头的忌惮猛然跳动起来，赶紧向后退去。砰！巨大的爆炸波及周围，掀起一层又一层尘土，那一堆堆尸体和龙族都被爆炸笼罩起来，那声音响彻云霄，就连阵营的城墙都晃动不止。站在城墙边上的人都被震到了地面上，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江疏宇肯定完了。站在台上的裴松之和赵青云是这群人中心情最不美丽的存在了。就算是同为 LV84的人族修士，遇上了龙族自爆都得死。
江疏雨，一个才 LV45的人族天骄就要这样夭折了吗？裴松之心中被什么堵住了，却难以言明那种心情，最终还是悠悠叹了一口气。倒是赵青云还不忘赞赏江疏雨，这小子确实不错，竟然能把龙族逼到这个份上。那个龙将恐怕死都没想到，自己明明都用出了手段，却还是要自爆才能带走他。浓浓的烟尘渐渐散去，已经想好该用什么方法寻找江疏雨的人都愣住了，呆呆地看向走回城墙的那个身影。是江疏雨，他还活着，真不愧是妖孽，这样都不死，换作是我的话，早就死翘翘了，太可怕了。裴松之是最开心的那个，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人族战场本来就形势偶尔艰难，如果有了这号人物，以后打仗都会容易一些。最重要的是，人族可以少牺牲一些。赵青云倒是用精神力仔仔细细打量了他一番，忍不住感慨，竟然毫发无伤，有点意思。江疏雨回到了阵营之中，刚才他遭受到的所有伤害全都被召唤生灵们扛了下来，估计再过半天就能完全恢复，重新蹦跶了。幸好刚才强化还有几秒时间，防御技能都翻了5倍，以后可不能再随便惹龙族和魔族自爆了。一个没问题，2个就摸不准了。江疏雨突然意识到，现在自己的对手等级越来越高，不应该像以前一样动不动就冲在最前面。要是我有元帅那么肉就好了。他还在这里分析，突然感觉浑身难受，似乎有无数道炽热的目光盯着他。抬眼望去，入目之人全都狂热地看着他。见过将军！看他回过神来，所有人都激动地大喊出声，行着拜见礼。就算是玄武大陆的12世军，地位都不如子文将军，因为这是用命打下来的战绩，在军营之中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江疏雨照就行了个顿手礼，但所有修士都愣住了，随即狂热地继续呐喊起来：江疏雨，江疏雨！江疏雨稳定了心神后，就看到裴松之和赵青云走了过来，给他行礼。见过将军。江疏雨颔首回礼，才想起来，两位，请问其他阵营的情况怎么样？赵青云闻言，胡子抖了一下，这新晋升的将军是想把其他阵营的积分都揽收了吗？裴松之一个挑眉，现在其他阵营的战局都大势已见，您这是要赶过去帮忙吗？既然如此，那就不用了，本来这次抢了大家的积分，就怪不好意思的。说到这里，江疏雨朝四座抱了下拳，所有人赶紧回礼。将军说的什么话？大军都是您一个人对付的，就是如果不是您的话，这场仗哪有这么快结束？他们刚才都扮演着吃瓜群众的戏份，哪里还好意思提暗功行赏？就算真的提了，几百积分有屁用？阵营之中有一个传送阵突然亮起，一个3阶剑修朝着裴松之飞来。龙将在哪？他神色匆匆，显然刚从其他阵营的战场之中赶过来，但周围鸦雀无声一片，让他有些摸不到头脑。龙将到了，这些人怎么还这么轻松？裴松之赶紧笑道：龙将已经死了，被江将军逼得自爆了。啥？将军自爆？将军不都在1号阵营吗？什么时候来了4号阵营？剑修双眼猛13，顺着裴松之的视线看了过去，这么一看，死！他差点被噎住了。属下洪文五花，圣剑修下陶陶，见过将军。至于江疏雨的等级，他压根就没有看，什么45，那一定是将军大人为了迷惑敌方特意隐藏的。将军恐怕已经 LV100多了。江疏雨浅浅一笑，多谢夏团长前来支援，现在已经没事了，好好休息一下吧。是，将军。夏陶陶恭敬地回完这句话后，又十分不理解地问道：有将军在，你们干嘛还要喊我来？区区龙将而已，在将军面前有蹦跶的资格吗？裴松之和赵青云对视一眼，一人一手揽过了他的肩膀，带他到一旁说话。没一会儿，江疏雨就被裴松之安排到一个房间休息了。其他阵营还在打仗，没有打完之前，谁都不能离开修罗之地。刚才也没见到龙族的战场元帅，不知道是不是跑路了，有没有看到我走出来的样子？算了，不管了，就算龙族获得再多情报又怎么样？以后我且小心一些。打定回去问师尊怎么解决被封印的主意后，他就开始入定了。过了好几个小时，他的房门才被敲响。将军，其他阵营已经打完仗了，没有一个阵营被龙族拿下，而且龙族还分散了不少兵力去魔窟，双方伤亡惨重。龙族在修罗之地的一个偏僻之地建立起了营地。另外，传送阵已开启，您可以回去了。裴松之十分礼貌客气的来跟他汇报情况。江疏雨点点头，我知道了，多谢裴团长。秘境。江疏雨来到此处后，才发现师尊不在。见过李大师，请问我师尊去哪儿了？怎么没见到他？李靖睁开双眼，正要回答他，就被他衣袖上的军衔吸引了目光。你小子不错啊，去一趟竟然就成了将军，恐怕你那师尊又得嘚瑟好一段时日了。是的，我去4号阵营解决了境外的龙族，后来来了个龙将封印住了我的召唤技能，我只能用其他技能把他逼得自爆了。李靖听完之后眯起了眸子，你找你师尊就为了这事？是的，李大师，我可以大概跟你说一下，但是具体的还是让你师尊教你吧。李靖清清嗓子，如果没有了召唤生灵，也没有了鸿蒙技能，你的实力应该不足2成了吧？是的，李大师，所以我很疑惑别的召唤师都是怎么生存的。江疏雨十分耿直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其实优秀的召唤师就算没有了召唤生灵，也能保留8成战力，所以你要学习的是如何在没有召唤生灵的情况下进行战斗。江疏雨低下头沉思起来。不过好多人都是踏入3阶之后才开始学习的，你也不用着急。李靖安慰了他一番。二人就这样继续沉默着。江疏雨泡茶斟茶，李靖喝茶，十分惬意。突然，李靖又打开了话匣子，想不想知道西西去哪了？江疏雨抿抿唇，这李大师突然吊自己胃口干嘛？
李靖瞧见他的样子，就笑出了声。你越想，我就越不告诉你。不过倒是可以让你看看怎么样。他嘴上这么说，却迟迟没动。江疏雨受不了他调侃的视线了，赶紧又斟了一杯茶。李大师，您行好，别再戏弄小子了。哈哈哈哈！李靖心满意足地笑了起来，大手一挥，一个水镜出现在二人面前。百里奚正在和一只身形极为壮大的妖兽对战。百里奚身形灵巧，在妖兽周围不断跳跃转换方向，身轻如燕。每次妖兽轰出一锤时，周围空气中的波动都十分剧烈，让江疏雨忍不住为他担心受怕。但每一次百里奚都能完美避开。李靖小课堂开课了，为他讲解起百里奚的杀手特点。原来这个修炼之道跟江疏雨脑海里所想的完全不一样，有许多他不了解的地方。江疏雨眼看着他打完妖兽后的笑容，不由得怀念起来。而且他现在已经换上了墨龙套装，至少也是 LV36了。李大师，西西究竟在哪里？李靖挑眉看着他，坏笑起来。我可不能告诉你，有些路只能自己走，比如他，比如你。我唯一可以告诉你的是，等你见到他的时候，一定会大吃一惊。长辈的帮助对你们来说只是锦上添花而已，真正要变强，路都是靠你们自己踏踏实实走出来的。我再啰嗦一句，你师尊为了你可是赌上了一切了，可千万别让他失望啊！话音落下后，江疏雨就感受到了秘境一阵波动。我的乖徒儿，师尊正准备找你呢。什么情况？南辰星一个箭步窜到了他面前。你怎么就成了将军了？李靖悠悠瞥了他一眼。你的好徒弟退出军队，宰了一群龙，可以啊，有为师的风范。南辰星一个巴掌拍在了江疏雨的肩膀之上，注意到他的表情后，哪里还猜不到他在想什么。别觉得愧疚，一个至高强者总比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强者要好得多，这才是最符合人族利益的事情。你干得不错，要是有人敢有意见，你就告诉师尊，师尊给你出头，保证揍得他说不出话来。南辰星的这句话彻底让江疏雨不再胡思乱想，放轻松许多。师尊，这次4号阵营来了个龙将，一来就把我的召唤技能封印了。南辰星的表情精彩极了，怎么会有龙将？自爆了，那我就放心了。但是要克制封印的方法，至少都得等你踏入2阶之后才能学。走，师尊带你去一个地方。南辰星兴致冲冲的就把手搭在了江疏雨的肩膀上，传送离开。哗啦，哗啦啦，是海浪的声音。江疏雨睁开眼后，就发现自己在一座小岛上。南辰星带着他往一处方向走去。先把你的军衔收起来，精神力探入之后，想着隐藏就行。哦，好。江疏雨这才知道军衔有收起来的方法，不过他也想得通。LV45的将军在哪找去？别乱想，为师只是怕你吓着别人。南辰星向前慢慢走去，跟他讲起了1000多年前修罗之地的心秘。江疏雨听完之后，只觉得毛骨悚然。当时的龙族太强，于是人族和魔族就暗中联手，极有默契的一起把龙族赶了出去。师尊，那这次龙族重新出现在修罗之地，人族会和魔族联手吗？哈哈哈哈！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答案是不会。南辰星看见江疏雨疑惑的表情，解释起来。当时3个种族里面，就我们人族最弱，只有3个神话修士。可是现在我们有10个。他还想说什么，立马就收住了，转而说起自己的抱负来。总有一天，我们人族一定会杀进魔窟，然后再把龙族给掀翻了，这样咱们人族就能永远安居乐业了。江疏雨蹙起眉头，南辰星眼尾一扬，看来我的乖徒儿有自己的想法，来等为师说说。江疏雨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问道：师尊，如果龙族和魔族都没了，那人族还会像现在这样团结吗？一针见血，杀人诛心。最重要的是，这番话某人也说过。南辰星顿住了步子，沉思起来。哈哈哈哈！一个声线比较苍老的笑声响起，说得好。一位老者缩地成寸，很快就到了2人面前。老夫倒是想知道你是怎么看这件事的。江疏雨没有说话，南辰星看了老者一眼，微微点头。没事，乖徒儿，你说吧。晚辈拙见，如果魔族和龙族都没了，人族内部必然会产生纠纷，倒不如把他们留着，我们自己实力变强，让他们2族就算联合起来都不敢对我们动手。哈哈，好一个实力变强！但有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到的，等你再长大一些就知道了。老者赞赏的点点头，但并没有完全认可他的想法。你这徒弟不错呀。南辰星听到这话，立马叉起了腰，挺起胸膛来。那是当然。对了，徒儿，这位是昊天峰的峰主秦竹生，你秦竹然前辈的弟弟，已经 LV107了，非常有可能成为我们玄武大陆的第11位神话修士。晚辈江疏雨见过秦峰主。好孩子，不必多礼。秦竹生扶了下江疏雨后，啧啧感慨：好是好，就是你这样也未免太不厚道了吧。啧，老秦，你这话就不大对了。我的乖徒儿可是大陆首席，再加上他的资质，加入3大峰可是板上钉钉的事。我这给你送来了，你还想让我把人带走不成？南辰星做事就要把江疏雨拉走，老者赶紧拦住了他。别，开个玩笑而已嘛。堂堂新尊送来的人，我岂有不收的道理？资源什么的，给。老者拦下后，就看向江疏雨，年轻人，把你的弟子牌给老夫验一下。南辰星这才高兴，叉着腰看风景。他就等着这老头儿震惊的模样了。什么？一声惊呼传来，南辰星的笑意根本没法藏起来，索性别过脸去。你怎么就 LV45 了？而且你的功勋点竟然有11万。老夫记得你才拜入圣地几个月吧？南辰星抠抠鼻子转过身来，这有什么的？不是很正常吗？正常？南辰星，能不能不要睁眼说瞎话？秦竹生差点没被气得背过去。知道老怪物收的徒弟吧？废话，
听说他那徒弟有逆天之资，老怪物一辈子就那么一个徒弟，几乎砸了所有资源去培养他。秦竹生回过神来，可这是多少年才出一个的呀？100年难得一见，好吧？这叫正常吗？蓝晨星颇有意味的笑笑，我说正常的意思是，老怪物的徒弟是江疏离，我的徒儿是江疏雨，亲姐弟。最后3个字他咬得特别重，让秦竹生久久才缓过来。好家伙，这是一出一窝啊！但是这功勋点也太高了吧？蓝晨星置若罔闻，来乖徒儿，秀一下你的军衔。江疏雨默了，他突然意识到师尊让自己藏起军衔，就是为了等这一刻。要不今年的爽文男主就给他了吧，名字就叫关于我收了逆天徒儿开挂的那些事。子文。秦竹生惊呆了，有些怀疑人生的看向了南晨星。你小子是不是带他去魔窟了？南晨星嫌弃的翻了个白眼，老秦，我收的徒儿还需要我带吗？也是，不可一世喜欢逍遥自在的星尊，哪里会做给自己找麻烦的事情？江疏雨额心的鸿蒙文字适时的散发出了光，秦竹生今日真的被震惊3连，竟然还获得了鸿蒙剑碑的认可。在海棠秘境危机四伏，但凡获得鸿蒙剑碑，没有哪一个不需要经历10天的考验，再加上龙族和魔族的骚扰，最重要的是，那是星尊都没有办法插手的地方。所以江疏雨的实力是实打实的，属于自己的东西。江疏雨此时落在他的眼里，不是开后门来抢资源，有点天赋的后辈，而是真真切切的明珠。这样的宝贝怎么能蒙尘呢？就算是砸，也要把资源砸给他。弟子江疏雨通过核验，确实有资格加入昊天峰，但还是需要经过一个小测试。说到这里，秦竹生眼底还有些愧疚，但规矩就是规矩，就算是在天才的人来了，也得守规矩。江小友，请跟我来。他也是子文将军，2人的地位是同等的，秦竹生实在没有办法把他当做一个晚辈。劳烦秦峰主了。江疏雨依旧态度周到，把秦竹生当作一位长辈。江小友太客气了。3人又行进了几步后，画面突然一转，重峦叠嶂，苍茫云海间，里面这个是小世界。秦竹生看到江疏雨的眼底有些不解，立马为他解答起来。整个昊天峰的弟子不过300人，但是整个玄武圣地有上万的弟子，许多弟子踏入2阶之后可以选择离开圣地，也可以留在这里。一些弟子看到秦竹生纷纷行礼，频频向他身边的江疏雨侧目。秦峰主，敢问峰中的人都去哪儿了？昊天峰1月1小考，1年1大考，今日正逢小考。秦竹生说到这里没再说下去。蓝晨星撇撇嘴，继续补充，如果不合格就会被踢出昊天峰，重新回玄武圣地改造，5年内不得再踏入3大峰。不过师尊相信我们小苗苗最棒了，你可是子文将军呢，承蒙师尊信任，可是这惩罚也太严格了。江疏雨忍不住感慨。秦竹生呵呵一笑，那是因为昊天峰的资源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这里的许多副本与配置的场所可都不是外界能比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考核都会失败，那只能说不行了。一路走来，江疏雨看过了这些配置，确实觉得大手笔，小考难吗？秦竹生背着双手，神在在的，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反正只要不是太差劲，都不会被淘汰，只是想拿高分不容易。而且每个月小考的内容都会变，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了。江疏雨默然点头，只有南晨星偷笑一声。很快，3人就来到了一座小山峰。山腰处的考核地点比较大，是给 LV48 以上的弟子用的，山顶处的就是给 LV48 以下的弟子用的。江疏雨倒是在这里看到了老熟人苍燕。秦竹生这才开始讲解起来。今天小考是在阵法中对战比自己高12级的魔头镜像，只要撑过1分钟就不会被淘汰。如果是法修，就需要治疗目标1分钟，而且还要活下去。像现在正在考核的荣九玉，就是我从神道峰挖来的苗子，没有以前傲气了，而且潜力不错，就是战斗经验缺乏。南晨星悠悠开口，去海棠秘境溜一圈不就行了？哼，海棠秘境那是什么地方？你又不是不知道，哪有这么容易活下？感受到江疏雨的视线，秦竹生突然不想说话了，合着这南晨星又在秀徒弟，真是气人。江小友，你也去试试吧。江疏雨淡淡点头，跟他上前走去。怎么是江疏雨？天哪，他怎么来我们峰了？江师弟，在场有不少人都知道江疏雨，纷纷震惊不已。至于修罗之地的事情，还没有人传到圣地和御简上。3大峰的第一沉迷于变强中，根本就不关注外界。荣九玉见到江疏雨后，顿时觉得这是自己的克星，怎么我到哪他到哪？静！负责考核的何长老立马整顿了秩序。江疏雨跟着秦竹生来到了何长老旁边。何长老，这位弟子江疏雨要加入我们昊天峰，这是他的弟子牌。何长老接过了弟子牌，记下信息后，就把牌还给了江疏雨。江疏雨已经安排好了，在后面排队就行。谢谢何长老。江疏雨浅浅一笑，转身就走。自从晋升为将军后，江疏雨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气质，让何长老的好感倍升。山腰处的人都看到了江疏雨，有好奇的，也有不满的。怎么 LV45 才来？是啊，他不嫌起步太晚吗？这人仗着峰主带领，似乎有些看不起人啊。苍燕听到这话，忍不住呛了一句：人家话都没跟你说一句，怎么就看不起人了？我说我的，关你什么事？我也说我的，跟你说话了吗？苍燕抱着胳膊回敬了对方一个白眼。江疏雨的实力可不是你等小菜鸡能比的，别人这么低调，你都有挑有拣的，真能找事儿。很快就到了江疏雨，和长老喊他上去时，还嘱咐了几句：你是第一次参加考核，不用紧张，尽力而为。虽然会受伤，但再怎么样都不会危及你的生命的。谢谢和长老提醒。江疏雨走进阵法之后，就有一个剑魔出现了。竟然是实力最强的剑魔，他肯定打不过了，
我看也是，这剑魔在魔头里面是最烦了。他一个人能打完普罗米修斯副本，应该也没那么弱吧？众人纷纷猜测着，但只见江疏雨随手一挥，换出了6段甲。倒计时结束后，江疏雨直接丢出了千仞鬼域和魂火，紫色的雾气笼罩住了剑魔，但是魂火打出去后却没有一点反应。江疏雨这才想起来，这个镜像是活生生的镜像，是没有魂魄的。此时 LV 武器的剑魔已经挥剑落在了他身上，1800个樱木刃轮番飞出，在千仞鬼域的辅助下，伤害翻了10几倍。1秒2秒，轰！剑魔的身影消散在了阵法之中。和长老嘴巴张得大大的，忘记了说话。江疏雨淡淡开口：“和长老，请问考核结束了吗？”当然结束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有弟子这么快就能把阵法之中的对手给解决的。原本还在看戏的昊天峰弟子瞬间感觉被塞了一嘴榴莲，疼，太替疼了。就连半山腰嘲讽的那些人都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的。在场之人只有狠狠见识过江疏雨实力的表情如常，比如荣九玉，比如苍燕。弟子江疏雨通过考核，即日起成为我昊天峰一员。秦竹生大声宣布这个消息。江疏雨立马朝他行礼，多谢峰主。秦竹生突然被一种叫满足感的东西填满了小心脏，子文将军给自己行礼了，给自己行礼了。客气了客气了，待会儿跟着何长老，他会带着你熟悉一下昊天峰的。老夫还有事，就先走一步了。秦竹生说完之后就转身离去，南辰星也给他递了个眼神。江疏雨知道二人肯定有事，行礼告别。奇了怪了，峰主从来没有对别人这么客气过，看来自己得对江疏雨再客气一些了。何长老思虑万千，心事重重的带着他将整个昊天峰游览了一遍。入夜，乖徒儿，为师让你拜入昊天峰，可有不解？南辰星晚上才回来，见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师尊做事一定有自己的道理，反正肯定是为徒儿好的。闻言，南辰星扬起了唇角，江疏雨还是这么理智和诚恳。其实神道峰有一个老怪物，你姐姐就是他唯一的关门弟子，他这人眼光很高，但人还不错，所以一定会倾尽全力去培养你的姐姐。所以神道峰的资源再多都轮不到你。我的积淀没他丰厚，最重要的是有个东西只有他和昊天峰有。南辰星说到这里的时候有些遗憾，但江疏雨知道南辰星年轻，所以积攒下来的资本并不多，但几乎全都给了自己，否则他也不会保证让自己在踏入2阶的时候修炼之道也能顺利升阶。那玩意儿可以提高许多你在踏入3阶的时候修炼之道升阶的概率。江疏雨懵懂的眨眨眼，师尊，我不是已经有了祝福宝石了吗？你小子懂什么？祝福宝石顶多提升 50%， 可是有了那宝贝可以再给你提升到 80%。 南辰星忍不住拍了一下他的后脑勺，继续说道，用了魂石和采药，有了神格和苍穹石，再加上我的大半积蓄，现在你升阶是100%的事了。为师多么期待看到你在3阶的时候修炼之道也能升阶啊，到时候你一定是人族史上最强的存在。他越说越激动，触动了江疏雨心底的一根弦，鼻子一酸，师尊，谢谢您。哈哈，臭小子别这么煽情，为师就是希望你能超越为师。南辰星别过了脸，吸吸鼻子。二人要继续畅聊许久，但江疏雨依旧不明白师尊嘴里所说的那个东西，只知道要进入昊天峰的境地才可以见到那个东西，但下次开启要半年了。境地开启必须遵循老祖的规矩，毕竟秦竹生不是神道峰的老怪物，而且到了那一步，师尊也没法帮你。师尊放心，弟子一定争气。南辰星沉声点头。其实昊天峰原本也有个老怪物，可惜后人不争气，没人继承他的位置。行了，师尊走了，你小子可别想师尊。江疏雨躬身行礼，师尊慢行。他知道二人这么一分别，最思念对方的应该是师尊了吧，毕竟培养一个天才不容易，总是要担心会不会夭折。江疏雨被安排了一个洞府，比较安静，没有多少人，占地面积还广。但现在最吸引他注目的是藏书馆，昊天峰的藏书记载的东西肯定比玄武圣地还要全。果然，藏书馆立马成了他的圣地。他畅游在了书海中，势必要把魔族的事情全部知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夜，苍燕和他的小伙伴等人趁热打铁，把江疏雨在海棠秘境里做过的事全都说了出去。还有刘颖石，这下整个昊天峰都睡不着了，索性拉帮结派的跑到了小世界外面的海滩上烤串，促膝长谈。我去，他一个人竟然能单挑柳神，太可怕了吧！我瞧瞧，影像里他才 LV36啊，关键柳神的等级差不多是他的2倍，真是怪物。关键柳神还被他打出本体来了。西溜，柳神真美，色胚，能不能学学人家战斗的模样？瞧人家连柳神的脸都不屑一顾，只瞄了一眼。我不相信这个影像是真的，太假了。你该不会是江疏雨请来的托儿吧？苍燕笑得诡秘，眉尾张扬，是不是咱们试试说话呗？说话间，他抠抠搜搜的取出了2大条柳鳞鱼，这个就是柳神养的宝贝，大家都知道吧？这可是我沾了江疏雨的光得来的，最近吃的有点腻，诸位不嫌弃的话，可以分而食之。柳鳞鱼浓郁的香气勾起了众人的口水，就算是生的也十分漂亮。最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灵气让人心神震荡。我试过了，弄成生鱼片、烤鱼、煮鱼片、烤鱼块都很好吃。他取出了一个大锅，把鱼放在里边，开始处理起来，继续说起来自己刚遇见江疏雨时的遭遇。他身旁的几个队友也疯狂点头，再也没有了当初想打劫的模样。众人越聊越高兴，喝的酒越来越多，都有些醉醺醺的了。
但很快一个消息传来，立马把他们吓得酒醒。我玄武大陆出了一个 LV45 的紫文将军了。有一个昊天峰的弟子从传送阵中出来，就大喊道。但看清楚传送阵外的海滩就愣住了，原来大家都在这里。你说什么？怎么可能？是谁这么厉害？今日我们才刚瞅见一个江疏雨，就又来一个天骄踩我们的脸了吗？这是天才的时代吗？我要哭了，有个江疏雨就够了吧。来人傻了一眼，你们怎么知道我要说的就是江疏雨？寂静，死一般的寂静。今夜整个昊天峰的人都知道了江疏雨单挑龙族大军，还有一个龙江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江疏雨不仅把整个龙族大军清扫干净，荣升紫文将军，还在没有召唤生灵的情况下把龙将逼得自爆。龙将自爆之后，他竟然全身而退。这么一来，他隐藏起军衔完全没有必要，现在谁都知道他是将军了。别说级别是最低的，就年纪也是最小的。几天过后，关于江疏雨的传奇丝毫没有消退的迹象，反而越演越烈，甚至有人编出了他可以单挑魔王的事情。我说，老南，你就不出面控制一下吗？到时候指不定小苗苗被吹成什么样，也许把你这新尊给盖过了。李靖缓缓喝了一口茶，语气依旧轻飘飘的。南辰星十分高兴的哈哈大笑，盖过了我还不好？这说明我后继有人啊！更何况我也控制了，只是方法没那么简单粗暴罢了。他喝了一口茶后，又缓缓开口：其实我已经感觉到了，那些烟杂玩意儿又开始蹦跶了，咱们不妨直接推波助澜一把，好让他们早日暴露出来。说到最后，他身上的杀意涌现，距离最近的李靖立马就感觉到了。过了几日，人们开始发现江疏雨被神化的太过了，开始一致认为除了天骄战的事迹，其他的都是假的。魔神殿真是恶心，看来是欠收拾了。南辰星和李靖此时也知道了幕后真凶是谁，一切都是为了捧杀江疏雨。但幸好，很快大部分人都觉得关于江疏雨的一切都是谣言。整整半个月过去了，江疏雨才从藏书阁中出来，放了下风。昊天峰的典藏实在是太多了，哪怕只是关于魔窟的，都有成山的书籍卷轴。在魔窟，还有魔圣和王级魔兽的存在，分别对应人族的传说和隐藏修炼之道。但最终，他们都在走进阶为魔王的道路，就像人族都想成为神话修士一般。柳仙就是魔圣血脉拿下的魔王之位，而卓不过是普通魔头而已，所以柳仙的地位比卓要高上不少。在柳仙麾下有不少天生媚术的魔，血脉都属于魔圣，不过柳仙也只能勉强进入前10而已。人族这边只知道5位，第1位就是魔王暗星，就是魔子暗影的亲爹。看到江疏雨的时候，众人都惊呆了，这家伙一拜入昊天峰就泡在藏书阁，一副完全靠自己的模样，结果出来一下，一转头又进去了。1个月过去后，关于江疏雨的风波才逐渐平息，另一件风波又起。龙族在修罗之地直接建了一座城，9个防御工事牢牢地围住新建的城池，占地极广，不少龙族军队都驻扎进去，气势恢宏，似乎发誓要夺回战场。在防御阵法完全成型那日，竟然有龙王虚影亲临，指挥着龙族打向魔窟。到了魔窟之时，竟还出现了好几位龙王，他们还宣誓此次只是报1000年前的仇，他们还会攻打人族和魔族，到时候才是真正的战争。这一切江疏雨浑然不觉，他只知道泡在藏书阁里整日查资料。他的玉简发热起来，一道声音传了出来：江将军，还请你出来一趟，老夫有事找你。秦竹生的声音有些急切，江疏雨用脚趾头都能猜到有急事找他。峰主，请您稍等，我马上就出来。这是什么情况啊？峰主竟然在藏书阁门口等人，等的是谁啊？有人知道吗？我猜8成是江疏雨了。整个昊天峰里还有谁能得到峰主的优待？死！对啊，他一直在藏书阁里待着，到现在都还没有出来，真羡慕。我要也是将军就好了。哎，打住打住，白日青天的可不许做梦哈。话说峰主的面色不太好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不知道吗？听说修罗之地那边龙族又开始挑衅我们人族，跟我们已经爆发了好几次小仗了，听说还死了很多人。哎，看来过段时间我们都得上战场了，希望人族不会损失太多人，有点自信好不好？师兄，最近1个月龙族越来越疯狂了，毕竟1000年没打仗了，他们饥渴难耐也是正常的。江疏雨出来了，走到了秦竹生面前。秦将军，请问有什么事？是龙族那边的事情吗？秦竹生勉强笑了一下。是啊，江将军，所以这次来找你帮忙。两人边走边说。此次我要说的就是关于龙族的那些副本，墨龙副本，你应该很熟吧？自从龙族回到修罗之地后，那个副本就产生了异变。原本这类龙族副本还有很多都是在1000年前的那场大战中留下来的，原本以为这些都只是龙族的力量残留而已，结果没想到现在这些副本竟然全都成了龙族的传送阵。江疏雨的眼底有一抹流光闪过，他有种预感自己又要大开杀戒了。接着他便开口问道：此次我人族伤亡如何？秦竹生摇摇头，叹息一声，不容乐观，大概损失了1000余名修士。江疏雨皱起了眉头，那我们这边为什么不把副本全都毁了呢？神话修士可不是摆设。秦竹生表情不太好，我们倒是想，但等我们发现的时候，龙族已经加固了副本，现在只能从内部打破。所以您老是想让我去打破那个副本吗？可是我现在的级别，江将军，此次副本变化之后，等级限制也有，还宽松了不少，现在是 LV42的副本，只是人数限制比以前少太多了。为今之计，只有打穿亚洲级副本，和军营的人一起配合，才能顺利把副本销毁。军营那边倒是可以把一般级和困难级打通，就是这亚洲级。老夫实话说了吧，
龙族那边就有一部分军队驻扎在亚洲级里，所以军营那边已经是过了吗？秦竹生沉重的点点头，对，是过了，而且还死了2个传说修士，2个，这个损失可就大了。关键墨龙副本就在9号阵营附近，那里都是一阶修士，也是防御最为脆弱的阵营。要是龙族选择从这个副本下手，那么9号阵营恐怕会死一大批人。江疏雨加快了脚步往前走去，咱们快些出发吧。秦竹生愣住了，不需要再准备一下吗？不用，不过是 LV42 的副本而已，能解决。龙族能让人驻扎，就说明等级不会超过副本限制。这段时间以来，龙族已经攻击过了1号阵营，城墙上都有鲜血的痕迹，只是已经干涸。出了传送阵后，秦竹生直接带着江疏雨乘着凤凰朝着副本赶去。现在他的修炼之道是中阶传说级，一路走来，秦竹生都会出手消灭一些战场上挡路的小东西，每次都是随手一点，并没有通过凤凰来施展，完全符合说理经过的，就算没有了召唤生灵，召唤师都能保存8至9成的战力。像他之前所遇到的封印，等他踏入3阶之后，毛都不是。很快，2人就靠近了副本，落在了地上。有一队人族修士军队驻守在副本入口，神色丝毫没有懈怠。注意到2人过来，看到他们的军衔，立马行了拜见礼。这支军队的首领是桑池，红纹3花 LV84 的3阶剑修。他早就知道2人要来，恭敬地迎了上来。走到副本入口前，江疏雨的鼻子敏锐捕捉到了真正的龙族的气息，完全不是什么龙兽可比拟的。最近是什么情况？江疏雨开口问道。桑池立马回复：半个月之前，有个龙族军队突然从里面杀了出来，副本入口前有不少修士被这突如其来的偷袭一打，死伤了不少人。后来他们又跑到阵营的附近去骚扰级别低的小修士，被我们处理了，我们这才包围了副本。之后龙族又出来过一次，立马就被我们绞杀了。那你们希望我怎么配合？桑池唤出了一堆人，军营这边派出4个人跟您一起去打亚洲级副本，因为人数限制，一般级和困难级我们分别都派了1人和3人。打完副本后，你们在一起使用这个锁将出口引爆，副本就会被彻底摧毁。江疏雨接过了一把锁，他能够感受到这把锁跟另外2把之间的相互关联。桑池看到他疑惑的眼神，立马解释起来，这是军营特制的连心锁，只要一同激发就能引爆，只有一个的话完全没作用。到时候打完副本，只要把锁放在副本出口的下方激活即可。您看上面有3个横杠，同时被激活则代表3个横杠亮起，然后你们有5秒的时间撤离。江疏雨淡淡点头，行，我会用了。至于人手就不用了。什么？这怎么行？太危险了。桑池还想劝阻，秦竹生就拦住了他。放心吧，桑团长，江将军一直都是一个人打副本的。桑池听到这话，看了一眼江疏雨的军衔，只好不再多管闲事。行，那我让另外2个队伍加快一点速度，早点打完副本。江疏雨轻轻点头，直接进入了副本之中。秦将军，江将军他没问题吧？军营这边的人进入之后，桑池依旧眼底藏着担忧，有些纠结，但语气里的不信任都快溢了出来。秦竹生哈哈大笑，桑团长，你怎么想的这么多？要不要咱们打个赌？到时候江将军会是第一个出来的。秦将军，您打趣我了。秦竹生呵呵笑起来，背负双手等着好戏。副本之中，江疏雨看着周围熟悉的环境，有些怀念。他就是在这里第一次栽了被控制的跟头。但是现在嘛，他随手一挥，17个黄泉军队就出现在了他周围。在元帅的增幅下，亡灵傀儡的属性将近9万，鬼灵魔法师的精神力也将近18万。他有种预感，自己会暴虐这个副本里的妖兽和龙族。副本中的妖兽出来了，原来的龙兽都经过变异，属性有所增强，但是再怎么强，也不过只有8、9万。江疏雨没有了丢出探测术的兴致，直接让军队扫荡出去，甚至连枯骨烂炸都懒得用。10分钟过后，江疏雨已经走到了副本的帐篷营地之中。可是这里的龙兽已经全部换成了真正的龙族。江疏雨身上的龙族怨气极其重，几乎所有龙族都闻到了，眼睛忍不住发红。上次来攻略副本的人族里，他们杀死了2个传说修士，没想到这次竟然只有1个人单枪。马儿来！可是当江疏雨杀到他们面前时，他们还是愣住了。竟然有好几千个召唤生灵，这不是作弊吗？还没等他们的愤怒发泄出来，整个营地就被鬼灵魔法师的技能轰炸开来，整个大军一拥而入。亡灵傀儡们更是硬生生的把城门给砸开了。街道小巷的那些龙族杀手，即便在隐身状态，也都被砸了出来，一一解决。没过一会儿，江疏雨又来到了 BOSS 面前，只是这次的 BOSS 背后还有上千个龙族的将士，方方正正的，似乎就等着他来。一声号角响过后，龙族的军队动了，朝着江疏雨冲了过来。可在江疏雨眼里，这些龙族就是在蚍蜉撼树，上千个龙族完全成了他的积分大礼包，但对于现在他的军衔来说，就是杯水车薪。江疏雨把连心锁放在了副本出口下方，精神力探入激活。激活后，其他2个副本似乎还在攻略状态。他索性盘坐在原地，拿起龙族的尸体，练起枯骨烂炸来。副本之外，桑池看着手里的信号都惊呆了。江将军的连心锁竟然已经激活了！哈哈哈哈！秦竹生在一旁大笑起来，都让你相信江将军了，这种事情对他来说不过小菜一碟。秦将军说的是，毕竟那是将军啊。一些流言他也听说过，没想到江疏雨在4号阵营做的事情是真的，难怪这次军方高层直接说要请江疏雨帮忙。过了大半个小时后，一般级的连心锁被激活了，又等了半个小时，困难级的才攻略完成。副本出口亮了起来，
江疏雨一点都没有犹豫，就要选择离开副本。怎么回事？他竟然出不去了！江疏雨蹙起了眉头，他还是没想通，到底是哪一个环节被人动了手脚？除非连心锁有问题。其实除他之外，另外2个副本之中的人也没办法离开副本。副本之外，桑池慌乱了，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没有人出来？他顿时自乱阵脚，无助地看向了秦竹生。秦将军，怎么办？秦竹生也拧起了眉，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摇摇头。他感觉到整个副本都被封印住了，意识到不对劲后，江疏雨立马把黄泉军队收了起来，换了一套6段甲盘，坐在原地等待。时间呼啸而过，砰！整座副本的3个出口同时被炸开，副本里面熟悉的一草一木都消失在了他的眼底。6段甲抵挡着一次又一次冲击，在爆炸之中，江疏雨看到了刚才见过的军人，此时他们的表情都很惊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江疏雨很想出手帮助，可是虚空之间乱流横飞，他就算想给别人施加6段甲，也无能为力，空间乱流太强大了。最后，江疏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军人被撕成了碎片，可是他什么也做不了。他的胸腔有一种愤怒越演越烈，别让我知道是谁动的手，否则我一定让你不得好死！砰！又是一个巨大的爆炸声响起，空间乱流砸到了他身上，6段甲轰然而碎，他被打入了虚空之中。秘境，你家小苗苗出事了！李靖心有所感，突然睁开了双眼，吓得南辰星立马不好了。接着就听见他说：“修罗之地9号阵营，墨龙边关营地副本。老李，快把我送过去，拜托了。”南辰星的话音刚落下，李靖就召唤出了玄武塔，塔身虚影渐渐扩大，将南辰星笼罩进去。咻！原本需要好几分钟的传送路程，这次只用了5秒，南辰星就被传送到了修罗之地。他硬是咬着牙，用肉身扛下了空间之中的撕扯。可是，此时副本已经塌陷，副本入口已经扭曲的不能再扭曲了。只见颜色越来越淡，就快消失。南辰星一把抓住了副本入口，立马将其稳定下来。他的怒火再也抑制不住了，神话修士的威压倏然席卷了这方天地，空气越来越冰冷。南辰星身上的护体金光也逐渐消散，显露出真容来。他一声厉喝：“是谁要把这个副本给炸了的？”看清来人是颇具威名的星尊之后，桑池整个人都忍不住舌头打结，想要道明前因后果，却怎么都说不出话来。这是什么情况啊？本来副本爆炸人没有出来，就已经让他够猛的了，突然又来一位神话修士，还是最可怕的星尊。幸好有秦竹生在，他赶紧按住了桑池的肩膀，把前因后果道明。结果，轰！整个天地震鸣，南辰星脚下的土地都碎裂开来，露出了里面深黑的沟壑。天地色变，风雨欲来，南辰星的威压释放到了顶峰，压得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就算是快踏入神话修士行列的秦竹生，此时心中也暗叹不已。他没有想到自己和南辰星的差距原来还有这么大。现在整个副本已经被摧毁，副本入口留着也没用了。南辰星愤怒地把副本入口一拳打爆，他的语气冰冷，似乎快要把人给冻住。是谁让江疏雨来帮忙摧毁副本的？桑池也不知道，就是1号阵营那儿来的消息，希望我们问问江疏雨。秦竹生摇摇头，那连心锁呢？又是什么情况？桑池扛着那有如山崩地裂的威压，瑟瑟发抖地回答：1号阵营那边送来的，但具体是谁送的，属下并不知情。1号阵营，哼，竟然都是1号阵营。南辰星忍不住冷笑起来，现在嫌疑已经浓缩到1号阵营里了，也不知道那些人哪里来的胆子，竟敢害他的宝贝徒。是不是这些人觉得自己老了，还是以为他极咒刀圣扛不动刀了？他周身的杀意快要凝为了实质，渐渐扩散开来，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喘，天地之色越来越暗，越来越压抑。老南冷静一点，小苗苗去了魔窟，你先回来。南辰星听到李靖的声音后，眼眸沉了下去，渐渐将杀意收敛起来。好，很好。南辰星回到秘境之后，声如洪钟，要是让老子知道魔神殿里的奸细是人族里的哪一个，老子一定将他千刀万剐。对了，我家乖徒儿怎么样？现在可有大碍？老南，我看你就是着急糊涂了，你是不是忘记那小子身上还有个魔窟传送符了？那可是我送给他的，帮你看过了，那小子用魔窟传送符到了那里后，活得好好的，玄武殿里的神魂完好无损，啥问题也没有。那就好。等等，你的意思是小苗苗随时可以回来？对，他随时可以回来，所以你也别太担心了，另一个传送位置就在你这秘境。南辰星瞬间不高兴了，扁着嘴巴，那个臭小子怎么还不回来？哈哈，李靖笑了起来，你说你一个当世尊的，咋还操心这么多，像当娘一样？哼，老子乐意。还有1号阵营的事儿，你看看怎么处理。反正我先说好了，这口气我可咽不下。李靖白了他一眼，哼，这还用你说？竟敢把主意打到军营里来，我倒是要看看是谁那么大的胆子。魔窟，到了魔窟之后，江疏雨眼前都是一片魔火，紫黑色的魔火到处肆虐，就连天空都被魔火所占据，是光也是陆地。江疏雨频频点头，跟记载中的相差不大吗？这里应该是边境之处。记载中说了，魔窟之中越靠近中心地带，天空之上的魔火颜色就越深。他也是在千钧一发之刻才想到自己有魔窟传送符这个东西的，没想到在瞬移符箓失效的时候，竟然真的成功了。但是眼下他并不能继续待在此处了，得赶紧离开，因为江疏雨知道，如果他再待这里，估计很快就会引起魔头们的注意。
毕竟人族的气息太明显了，他们的狗鼻子隔着数千里都能闻到，而且传送符还有1个小时才能用，这1个小时魔王来杀他几千几百次都够了。他取出了伪装魔器，直接往自己身上一套。做完这一切后，他立马离开了此地。在他离开10几个呼吸后，就有魔头赶了过来。这些都是不到 LV48 的魔头而已，只有最原始的渴望。奇怪，刚才的那个人族气息去哪了？可恶，已经跑了，我们来晚了一步。他一定还没走远，还藏在魔窟之中。只要找到他，我们就能饱餐一顿了。魔族开始四散开来，寻找他们的猎物。然而，江疏雨早就走得不知道多远了。1个小时过去后，传送符可以再次使用，他可以随时回到师尊的秘境之中。但在取出传送符的时候，他犹豫了一瞬，又收了回去。既然他有伪装魔器，何不在这里探查一番再走呢？反正只要有危险，他就立马触发传送符就是了。他渐渐朝着深处走去，很快就看到了一片森林。穿过森林之后，他又看到了一片湖，湖底之中水火各占一半，互不干涉。一路走来，他见过了许多风景，才深切体会到魔火并不单单是一种攻击手段，也是魔族的生命之源。而且他还看到了 LV1 或者 LV2 的小魔物被其他强一点的魔物一口吞入腹中，或是成为魔头的食物。还有血淋淋的分而食之现场，堪比动物世界。江疏雨摇摇头，看来记载里说的只有高阶魔头才会用火吃熟食是真的，当然只是一部分。再次路过一片河水之后，他看到几个魔头正在喝水，有些吃饱喝足的，甚至靠在树边躺着休息，打着哈欠，一举一动像极了人。至于魔头之间，他们根本不会主动互相攻击，但也绝对算不上友好。眼前的河是江疏雨的必经之路，正在他犹豫着要不要把这些魔头处理掉的时候，又有更多的魔头跑了过来。几个魔头眨眼之间就变成了数百个。这些魔头要做什么？江疏雨后退几步，将自己的身形隐匿起来。接下来的几分钟，又连续不断有不少魔头赶来，数量越来越多，这都有1000了吧？他耐着性子看了下去，此处渐渐出现了高阶魔头，但 LV54以上的都还没有出现。河水之中的魔火渐渐升高，忽的就变成了10几米。越来越漆黑的魔火之中，乍然出现一抹白光，白光渐渐成型，凝聚成了一个秘境入口，里面甚至还有副本的气息。呼啦啦，呼啦啦，魔头都朝着那个入口飞了进去。很快，河边一只魔头都没有了。江疏雨顿时傻了眼，这些魔头怎么了？不是最讨厌光了吗？江疏雨丢出探测术，原来是智慧之神雅典娜的副本，难怪怎么都找不到，感情在魔窟里面。看来智慧宝石碎片能到手了。江疏雨没有丝毫迟疑，立马让傀儡背着自己朝河水上空中的秘境入口跳了进去。进入秘境之后，江疏雨才发现这里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到处都是幽深的绿，许多绿色水晶是直接生长在地面之上的，上面还漂浮着一朵朵魔火，这些魔火之中也揉杂了一些绿色进去，看起来有些特殊。刚才进入秘境的魔头们现在都正专心致志地吸收着这些魔火。江疏雨能够明确感知到这些魔头的气息在逐渐变得强大，每一个魔头的神情都疼痛纠结又陶醉不已，十分享受这种感觉。至于江疏雨，没有魔关注到，探测术飞出，智慧魔火，魔族吸收之后可以提升智慧，获得更高等的血脉进阶，也能提升等级。原来如此，这一下他完全能理解为什么这些魔头忍着疼痛都要进来此地了。这时，江疏雨背后的秘境入口又闪烁了一下，有魔头又进来了。原本新进来的魔头是感知不到他身上的人族气息的，但谁让江疏雨就站在他们的身前，想不看清是不是人族都难。竟然是人族，有人族！这2句话掀起了惊涛骇浪，不少正在吸收魔火的魔头都睁开了双眼，朝这边看了过来，他们的眼中充满饥渴。没有想到秘境之中竟然会出现人族，没为自己送上门来，哪有不收的道理？大家说是不是？废话这么多干嘛？上！这些魔头兴奋极了，以他们前后包围之势，这个人族肯定逃不出秘境。倒是江疏雨乐了，他勾唇一笑，召唤出2支军队。亡灵傀儡们立马挥剑，鬼灵魔法师们都丢出了自己的技能。这些 LV48都不到的普通魔头根本挡不住亡灵傀儡们的攻势，甚至比亚洲级里的妖兽还菜，几乎个个被秒杀。入口周围的数百魔头才过了几秒就已经全部死亡。他索性又召唤了几支军队，朝里面冲了进去。很快，秘境之中传来了阵阵惨叫声。一直沿着绿色的水晶地面向前走去，江疏雨才见到了副本入口。LV48智慧女神雅典娜副本，可选级别一般、困难、亚洲。看到这个，江疏雨激动不已。他突然庆幸自己刚才把传送符收回了虚空收纳域，如果不是那个念头，自己恐怕要等到神话修士时才会进入魔窟寻找。但到了那个时候，以他的级别根本就不能再进入了。这也是为什么此地都是 LV54以下的魔头。看来 LV42以上的魔头都进去了。江疏雨没管这么多，直接一步踏入了亚洲级副本。整个秘境之中立马安静下来。在秘境的深处，一团火焰越来越浓郁，让人感觉上面的温度越来越容易灼伤人。里面有一道虚影一晃过，没过多久，又有不少魔头踏入了秘境之中。看到了眼前都是死去的魔头后，个个惊讶不已，扭头就跑出去传信了。就算知道那些魔头去报信，江疏雨依旧不紧张。现在他最重要的事情是攻克这个副本。LV49智慧精灵减伤 AP 90%，攻击防御都是6000，最高的速度和精神力都不过4万而已。不会是法师吧？减伤90%太过分了。
江疏宇忍不住吐槽起来。然而智慧精灵发现他之后，立马就杀了过来，速度奇快，眨眼间就到了他面前。砰！一个爆炸声响过，江疏宇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似乎只有爆炸前的光亮，甚至还耳鸣起来。他完全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鬼。直到他的视线渐渐恢复之后，他才发现原来这个精灵自爆了。元帅们丢了一次全体治疗技能后，整个黄泉军队立马就恢复了，完全没受什么伤。很快，刚才那一场爆炸吸引了不少精灵前仆后继的飞了过来，在江疏宇面前上演了一场自爆大戏。